夏国江海市秦家别墅，一个俊朗的有些犯规的少年徐徐睁开眼睛，看着眼前这既熟悉又陌生的一切，秦风的眼中显露出一抹疑惑的神色。我不是身在地窟吗？疑惑着，秦风下意识环顾四周，看着屋子里熟悉的摆件，又看了看墙壁上定制的机械吊钟，惊疑不定的秦风猛地翻找出手机，点亮屏幕，定睛看去。那时间赫然正是2120年的10月1日。看着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时间，秦风瞳孔骤缩。我重生了吗？作为神域的第一批玩家，作为人族顶级战力之一，秦风清晰地记得今天正是神域发布的日子。上一世里和绝大部分的玩家一样，秦风也以为神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网络游戏，但此时此刻重生之后的秦风却是知道，游戏发布3年之后，神域将彻底降临现实。在游戏降临现实之后，玩家从游戏之中获得的能力都会被带到现实之中来，与之相应的，游戏里的各种魔物也会出现在蓝星之上。前世的时候，作为重度游戏爱好者，在游戏开服之际，秦风便首当其冲进入到了游戏之中。作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凭借着先发优势，秦风很快便在游戏的第一战力梯队中站稳了脚跟。游戏彻底降临现实之后，秦风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人类阵营的顶级强者。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和降临现实的无穷魔物相比，秦风的战力却是差了太多太多。游戏降临现实之后，人类的生存空间不断遭受到魔物们的挤压，无数人类沦为了魔物们口中的血食。而秦风自己则是在扫荡地窟之时，被10个至尊级别的魔物围攻，直至力战而亡，饮恨当场。想起前世遗憾满满的结局，秦风的下意识握紧了拳头。诚然，前世的他作为第一批玩家，确实也吃到了游戏的红利，拥有着远超其他玩家的先发优势。但与之相应的，探索者该走的弯路，该浪费的资源，秦风也是一点儿也没逃掉。前世遗憾，今生弥补。这一世，秦风既然有了从头再来的机会，那他必然就要逆天改命，挽狂澜于既斗，扶大厦之将倾，以一己之力横压世间一切魔物。游戏就要公测了，时间不等人。秦风翻起身来，打开电脑，输入网址，进入到了神域的官网之中。前世里神域的公测并没有博得很大的关注，这主要归咎于2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神域这个游戏基本上没有什么宣传，除了在论坛之上打了几个广告，便再没有其他任何宣传活动。第二方面，则是神域的游戏头盔定价极为离谱，一个普通的游戏头盔都要10万块钱，这就使得大部分关注这个游戏的玩家们在最开始的时候都保持着观望的状态。作为一个兼职游戏测评人，职业富二代，前世的秦风本着踩坑的心态，以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自费购入了一台游戏头盔，准备在体验完游戏之后制作一期测评视频，狠狠痛斥一下这些无良商家为了赚钱不择手段的事实。然而当秦风进入到游戏之后，他的心态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神域这个游戏做得太真实了，无限碾压了市面上所有的虚拟网游，高达 99.999% 的虚拟度，彻底让秦风分不清虚拟和现实之间的区别，也让他忘记了玩这个游戏的本意。不过虽然秦风忘记了自己的初衷，但他的那些同行们却是非常的恪尽职守。游戏公测后不久，这些游戏测评人便发布了专业的测评视频，一时激起千层浪。在这些人巨大的影响力之下，神域游戏很快便被推上了风口浪尖，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首批1000万个游戏头盔便卖了个一干二净。更有土豪花费重金买下了唯一一台至尊级游戏舱，获得了抽取神级天赋的机会。而在后来，这名土豪也顺理成章地凭借着这台至尊级游戏舱，成为了神域游戏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只可惜，游戏降临现实之后，这位人类世界的第一强者却并没有站在他同胞的阵营之中，反倒是加入了魔物阵营，成为了全人类的公敌。想到这里，刚完成实名认证的秦风立刻打开了游戏舱购买界面，并将鼠标的光标拉到了最下方。重生归来的他，怎么可以允许这样的重宝落到一个叛徒的手里？视线扫去，购买信息出现在秦风的眼前。至尊级游戏舱，售价1个亿华夏币，限额全球唯一。输入地址，输入银行卡账号，输入金额，确认购买。叮咚，恭喜玩家成功购买到至尊级游戏舱，本公司将在2个小时内送到您的指定地址。听到购买成功的提示音，秦风眸中爆发出难以掩饰的喜色。对于坐拥数十亿遗产的秦风来说，1个亿的花费还是负担得起的。只要能买到这至尊级游戏舱，不说1个亿，哪怕让秦风把所有家产全交出去，他也愿意。漫长的煎熬之中，秦风终于等来了心心念念的敲门声。他3步并作2步，迅速从卧室里冲出，打开了房门，将送货的工作人员迎了进来。一番调试过后，至尊级游戏舱安装完成。由于时间还早，秦风走进卫生间，痛痛快快地冲了个澡，随后又叫管家送来了一大桌子美食。这并非是为了什么仪式感，而是秦风为了在游戏之中奋战而做的准备。吃饱喝足之后，时间也差不多到了，秦风便直接进入了游戏舱之中。下一秒，秦风只觉得自己好似进入了一时空隧道，身体的周围被无数的金光所覆盖。约莫半分钟，场景顿时一变。尊敬的至尊级玩家，欢迎您来到神域世界。还未等他查看清楚周遭的环境，一道提示音便在他的耳畔响起。听到耳边的声音，秦风一眼扫过去，发现自己正处在一座神殿之内，冥冥中似乎有一双眼睛正在盯着他。尊敬的至尊级玩家，请为您的角色命名。熟悉的流程正式开始，秦风想了想，说出了自己前世的 ID 天意。命名成功，请选择您的初始职业。系统的提示音落下，秦风的身周顿时出现了6个可供选择的光晕：战士、刺客、骑士、
法师、牧师、机械师。看着面前的6个光团，秦风毫不犹豫的便选择了战士职业。比起丢技能的法师以及花里胡哨的机械师，秦风更喜欢战士这种刀刀见红的职业。在常人看来，战士是一个非常平庸的职业。论暴击和攻击力，他比不上同为近战的刺客；论坦度和勾引怪物的能力，战士也比不上骑士；论起团队能力，战士更是瞧不见牧师的尾灯；论起远程能力，法师和机械师也能将战士压制得死死的。但在游戏降临现实之后，战士这个不受待见的职业却成了全人类的希望。原因无他，只因为战士这个职业足够全面。在别的职业需要相互配合着才能进入的窟以及各种副本清扫魔物的时候，战士却能独自一人单枪匹马独闯的窟，于万千魔物之中取魔奖首级。更重要的是，战士这个职业便是秦风上一世的选择，他所拥有的经验能够让他在战士这条路上少走很多的弯路。叮咚，检测到玩家职业选择为战士，是否开始抽取职业天赋？立刻抽取。秦风果断开口回答道。话音落下，一道系统提示音便在秦风脑海中响起。叮咚，检测到玩家为全游戏唯一至尊级用户，且成功使用至尊级特权，提前10分钟进入了游戏，完整至尊特权生效，特此奖励10次神级天赋抽取机会，是否立刻使用？听完这句话，秦风一阵愕然。他没想到上一世那个叛徒激活的居然不是完整的至尊特权，更没有想到完整的至尊特权居然如此的恐怖，直接在游戏开始之初把一次天赋抽取的机会翻倍成了10次，10个天赋搭配在一起，这是什么概念？吞了一口气，秦风让自己保持冷静，立刻使用。话音落下，天赋抽取界面便出现在了秦风面前。心念一动，巨大的天赋抽取轮盘便滴溜溜地旋转了起来。轮盘旋转的过程之中，有着一道又一道的金光悄然绽放。因为是重生而来，秦风知道这就是所有玩家可以抽取到的天赋。其中天赋最高为 SSS 级及神级，是大红色。几秒钟过后，随着最后一道金光泛起，巨大的天赋抽取轮盘停止了转动。下一刻，剧烈的金色光芒从轮盘之上迸发而出，刚一拖出轮盘的范围，便分裂成了10个鲜艳至极的红色光团，悄无声息地滑进了秦风的身体之中。叮咚，恭喜您获得了初始 SSS 级天赋10倍暴击，可解锁 SSS 级天赋10倍攻速、无限火力、无限成长、绝对抗性、弑神之力、强制奴役、命运主宰、绝对无敌、时间逆流。第一天赋10倍暴击，初始天赋，等级 SSS， 天赋效果攻击必定暴击，暴击伤害提升10倍。第二天赋10倍攻速，20级解锁，等级 SSS， 天赋效果获得10倍攻速加成。第三天赋无限火力，30级解锁，等级 SSS， 天赋效果技能冷却时间缩短 90%， 无蓝耗。第四天赋无限成长，40级解锁，等级 SSS， 天赋效果每杀死一个单位提升1点血量。第五天赋绝对抗性，50级解锁，等级 SSS， 天赋效果无视任何前置条件，减免 99% 的伤害。第六天赋弑神之力，60级解锁，等级 SSS， 天赋效果无视防御，真实伤害。第七天赋强制奴役，70级解锁，等级 SSS， 天赋效果强制奴役任何等级等于或低于你的野生生物。第八天赋命运主宰，80级解锁，等级 SSS， 天赋效果强行扭曲因果，所有不确定事件都将有利于你。第九天赋绝对无敌，90级解锁，等级 SSS， 天赋效果开启后强制将玩家受到的所有伤害变为0，持续30分钟，冷却时间1天。第十天赋时间逆流，100级解锁，等级 SSS， 天赋效果可以随意将时间倒回至12小时内的任意时刻，冷却时间1天。看着自己抽取到的这10样天赋，秦风感觉自己心脏都快要炸掉了。连做了好几10个深呼吸之后，秦风这才缓了过来。这可是10项 SSS 级的天赋啊，每一项 SSS 级的天赋都能造就一个绝巅的强者，而今天他却在游戏开始之初便拥有了10个 SSS 级的天赋。更加可怕的是，他这10个 SSS 级的天赋都有极强的指向性，10个天赋无一例外，每一个都无比契合战士这个职业。只要给他足够的发育时间，让他把等级提升起来，解锁完这10个天赋，到那时候就算全世界的魔物加在一起围攻他都不会有半点的畏惧之心。想到这里，秦风有些迫不及待了。恰在此时，系统的提示音在他耳边响起，检测到玩家已完成天赋抽取，是否进入游戏之中。秦风毫不犹豫，直接便点击了确定。下一秒，神殿的大门应声而开，秦风不由自主地穿透而出，跨入无垠星空之中。只见他的身体如同数据化一般消散在了这里。再睁开眼，秦风已然站定在了新手村复活点。由于秦风动用了至尊权限，提前进入到了游戏之中，所以此时的新手村里只有秦风一个人，自然也就不存在有人跟他争抢任务。想到这里，秦风淡笑着摇了摇头，随后便打开了自己的个人面板，查看了起来。天意等级1，血量200-200，蓝量100-100，物理魔法攻击力10-12，防御14，力量10，智力5，体质9，敏捷7，幸运0，暴击率100%，天赋10倍暴击，暴击伤害1000%，天赋10倍暴击，属性点0，天赋已激活10倍暴击，未激活10倍攻速，
无限火力，无限成长，绝对抗性，弑神之力，强制奴役，命运主宰，绝对无敌，时间逆流。技能 LVE 刀术专精，效果使用刀类武器之时，伤害额外增加 10%。背包2000铜币，随机出示宝箱。查看完自己的初始属性之后，秦风打开了背包，取出了系统赠送的随机宝箱。这个宝箱是所有玩家创建角色之后都会得到的基础宝箱，每个玩家都可以从宝箱里得到一件专属于你所选职业的武器装备。不过这东西的强弱完全看脸，有的时候会很强，有的时候也会开出很鸡肋的东西。略加思索了一番，秦风按下了开启宝箱按钮。秦风的手指刚和虚拟按钮接触上，眼前的宝箱便骤然爆发出一阵强烈的金光。看着这道欧气十足的金光，秦风眼前一亮，心中的期待陡然便提了上去。在神域游戏之中，开宝箱只要爆发出了金光，那便意味着开出了宝箱里最好的几样东西之一。片刻过后，浓烈的金光散去，一柄长刀出现在了秦风面前。叮咚！尊敬的至尊权限玩家，恭喜您获得5等级限制武器斩龙之刃。听着就到系统提示音，秦风精神一振，不过随即又皱了皱眉。诚然，可成长的武器极度稀有，5等级限制的成长性武器更是凤毛麟角。向前世，据秦风所知，整个神域游戏中拥有成长性武器的不超过10个人，而能从基础宝箱里开出成长性武器的更是一个都没有。可是武器好归好，却也有着一个极大弱点，那就是极度的烧钱。虽然是武器的等级属性可以根据使用者的等级提升而提升，但是品阶无法提升。想要提升品阶，需要大量的同等阶武器砸下去。在前期黑铁品阶的情况下，至少需要10把黑铁品阶的武器进行升级，而升级之后，每一次成长性武器晋升等级都需要消耗更多更高品质的武器。花费10件黑铁品阶武器解锁之后，想要提升到白银阶就需要10件白银阶的武器，想要提升到黄金品阶则就需要10件黄金品阶的武器。品阶越想往高提升，难度越高。游戏后期，一件史诗级、神话级的装备都能掀起一场腥风血雨，更别说10件了。沉吟了几秒，秦风也就心里释然起来。作为重生者，作为前世的神域大佬，秦风有着超越所有人的经验，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哪里的资源更丰富，也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哪里的材料更容易获得。总之，别人知道的他同样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他也知道，更别提他已经领先了这么多。想到这里，秦风打开探查之眼，查看起了斩龙之刃的解锁条件。斩龙之刃等级无限制，等阶无品阶，晋升黑铁需要吞噬10把黑铁装备，状态不可用，吞噬10把武器后方可解锁。介绍：这是一柄无比锋利的刀，只要有足够的磨刀石，它可以斩断世间万物。看着解锁条件里需要的东西，秦风摩挲着下巴。黑铁武器的购买非常方便，在村口的铁匠铺里便可以买到。不过新手村里面的东西有点坑人，随便一把垃圾的黑铁武器，铁匠铺的人都敢叫价200个铜币，而解锁斩龙之刃至少需要10把黑铁级武器，这也就意味着秦风所有的初始金钱都会消耗殆尽。秦风长出了一口气，而后关掉了斩龙之刃的面板。尽管心疼不已，但只要能提高斩龙之刃的等级，那一切都是值得的。想到这里，秦风直接走向新手村西边的铁匠铺。10几秒钟过后，秦风带着空荡荡的钱包，扛着10把黑铁武器离开了铁匠铺。走到一个安静的地方，秦风从背包之中取出斩龙之刃，发动了斩龙之刃的吞噬效果。叮咚，你使用了斩龙之刃的吞噬效果，吞噬了10把黑铁级武器，斩龙之刃成功解锁并开始晋升。提示音落下的同时，秦风面前的斩龙之刃骤然爆发出剧烈的金色光芒，这是金钱的象征，也是晋升的征兆。片刻过后，斩龙之刃晋升完成。守在一旁的秦风连忙打开探查之眼，查看起了斩龙之刃的面板。斩龙之刃成长型武器，等级无限制，属性根据装备者等级提供。等阶黑铁，魔法物理攻击20至25，附加特性：1. 力量值加20， 2. 攻击时附加 10% 额外伤害， 3. 攻击时有 10% 几率造成迟缓效果，持续5秒，耐久10000 限制：斩龙之刃已锁定为角色天意的专属装备，不可交易，其他人不可使用。介绍：玩家天意的专属装备拥有无限的成长性。看完斩龙之刃的面板，秦风直接将之拿在了手中，挥舞了几下，满意的点点头，又扫了眼自己的面板。装备上斩龙之刃过后，秦风的攻击力直接从最低的10点提升到了30点。另外，由于秦风选择的是战士职业，其主属性为力量，每一点力量值都可以转换成1点攻击力，因此斩龙之刃增加的20点力量值也给秦风带去了20点的攻击力，使得秦风的攻击力再次提升，达到了50点。这个伤害看起来很低，但配合着秦风的第一天赋10倍暴击，就能使得秦风的每一次攻击达到恐怖的500点伤害。若是再加上刀术专精的效果，这个伤害还能得到额外 10% 的提升。想到这里，秦风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完成斩龙之刃的晋升过后，秦风的主要任务便是刷怪升级了。摸索着脑子里的记忆，没一会儿功夫，秦风便找到了快速升级的方法。辨别好方向，秦风朝着新手村里走去。没走几步路，他便来到了村口的一间老旧屋子前。和村里的别的屋子不同，这间老屋显得格外破旧，仿佛很多年都没有住人一般。秦风并没有被这虚假的表面所迷惑，他轻轻推开房门，自顾自地便走了进去。随着秦风的踏入，了无生气的屋子却跟活过来了一般，满是腾腾杀气。你是谁？为什么打扰我清修？秦风面前，一个干瘦的老头枯坐在地面之上。老头形容憔悴，但他那一双眼睛却锐利得如同磨砺了数十年的刀锋。大件事白何愁？
通过探查之眼，秦风看到了老者的名字，也证明了这一趟他没有来错。大剑士白河愁乃是一个传奇刀术大师，纵横帝国30年，无一人是他敌手。无奈之下，苦于找不到对手的白河愁，只好将自己囚禁在了老屋之中，一边磨砺着心中的刀之道，一边等待着对手的出现。从白河愁身上拥有刀术专精的玩家，可以获得到一个隐藏任务白河愁的磨刀石，而这个任务的奖励，则是白河愁成名已久的刀术绝技天外飞仙。而这正是秦风此行的目的。听到白河愁杀气腾腾的疑问，秦风淡笑着拿出斩龙之刃举在手里，朝白河愁晃了晃。听闻白老先生刀术冠绝天下，晚辈秦风特此赶来向白老先生求教。听到秦风的回答，白河愁眼眸之中骤然爆发出一阵金光。好好好，回答的铿锵有力，不愧是我刀道中人。白河愁赞许的看着秦风，毫不掩饰眼眸之中的喜悦之色。想要学我的刀术也不是不可以，我白河愁一向好为人师，有教无类。白河愁话锋一转，继续说道，不过我的刀术可不是谁想学就能学的，能学我刀法的人都是人中龙凤，是要在刀之道上攀登极致的天才，所以我需要你向我证明你的实力。说完这句话之后，白河愁上下打量了秦风几眼，缓声说道，我看你年纪挺小，也就不给你出什么难题了吧。村东边有一个星痕洞穴，只要你能搜集到100块磨刀石，那我便传你刀之道。叮咚，是否截取隐藏任务白河愁的磨刀石？提示：磨刀石矿点乃是高危地区，请玩家仔细斟酌。听到耳边响起的提示音，秦风淡笑着看向白河愁，白先生稍等，晚辈这就把磨刀石给你取回来。白河愁抬了抬眉毛，示意秦风可以离开了。得到首肯之后，秦风转身便离开了白河愁的屋子。走到门外，打开任务面板，秦风详细查看起了本次的任务提要。白河愁的磨刀石，等级 S。 任务内容：前往星痕洞穴，击杀黑皮猪头人 LV5， 收集100块磨刀石，交给 NPC 大剑士白河愁。任务目标：磨刀石0100。任务奖励：1. 技能书天外飞仙；2. 装备白河愁的刀鞘；3. 银币200枚。任务介绍：猪皮人皮糙肉厚，很难击杀，请玩家准备好治疗药剂。看到这个任务的奖励，秦风点了点头，还算比较满意。天外飞仙是非常稀有的高阶技能，能够大大提升秦风的战斗能力。白河愁的刀鞘也是非常不错的辅助性装备，能够修复武器的损伤，大大减少修补武器的费用。想到这里，秦风也不再消磨时间，他关掉了任务面板，转身便朝星痕洞穴的方向走去。在新手阶段，星痕洞穴属于危险较高的地区，距离新手村也有比较长的距离。走出新手村过后，在赶往星痕洞穴的路途之上，秦风也遇到了一些低级小怪。对于绝大部分的新人玩家而言，这些低级小怪都是刷经验的好资源，但对于领取了隐藏任务的秦风而言，这些一级小怪却连鸡肋都不如，都不值得他动手。秦风一路狂奔，丝毫不理会那些跟在他身后支支吾吾的一级小怪。很快，他便穿越了新手资源区，来到了高危地区星痕洞穴。叮咚，恭喜玩家探查到星痕洞穴的位置，完成探查成就，新手村声望加100。听到这一声提示，秦风知道自己找到了确切位置。在他的记忆之中，黑皮猪头人所在的位置位于星痕洞穴的外围。沿着记忆中的道路，秦风很快便来到了一片堆积满动物白骨的地方。看着骨头上被啃食的痕迹，秦风非常确定此地就是黑皮猪头人的聚集点。咔嚓一声，秦风一脚踩断了地上的一只被啃得一丝血肉都不剩的肋骨。骤然响起的声响刺激到了周围的黑皮猪头人。黑皮猪头人的攻击性极强，但凡有异类生物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之中，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扑上去，直接发动攻击。毫无疑问的，在看到秦风之后，生性暴躁的黑皮猪头人二话不说嚎叫着便朝秦风冲了过来。拥有着10倍暴击天赋的秦风气定神闲，只见他不慌不忙地打开探查之眼，对准了冲来的一只黑皮猪头人。霎时间，黑皮猪头人的信息便浮现在了秦风的面前。黑皮猪头人，等级5，等阶黑铁，血量500-500，攻击力41-55，技能猪突猛进，嗜血攻击。介绍：本是星痕山谷内一群普通的野猪，因不知名特殊原因导致其产生了变异，进化成了攻击性极强的黑皮猪头人。500点血，有点拉垮呀。秦风的基础攻击力虽然不高，但他拥有着10倍暴击的天赋，只要他砍得准，一个攻击下去便能将猪头人一击秒杀。计算好血量，秦风提着斩龙之刃便朝着一个猪头人冲去。见有人提着刀向自己冲来，疯狂的黑皮猪头人丝毫不畏惧。只见他大力举起手中骨头棒子，对准秦风的喉咙便是一扫。秦风冷笑一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迅速矮身，他这骨头棒子的边缘躲过了这一击。而后，秦风手中利刃一卷，只听得咔嚓一声，一串赤红如血的数字便出现在了猪头人的头上。558，伤害值飘出，猪头人应声倒地，扑腾了几下便不再动弹了。叮咚，你击杀了黑皮猪头人，获得50点经验值。杀完了第一头黑皮猪头人后，秦风看都没有，看一眼地上掉落的物件，提着刀便朝着另外的猪头人跑去。咔嚓，551，咔嚓，568，咔嚓，562。斩龙之刃在秦风手中上下翻飞，左右横斩。秦风身旁一个又一个猪头人轰然倒地，化作一具又一具的尸体。在秦风疯狂击杀猪头人的同时，他的经验值也在飞速增长着。没一会儿功夫，秦风的经验条变满了。下一刻，一道金光从天上降下，直直地落进了秦风的身体之中。感受到金光的那一刹那，秦风感觉身体内有无尽力量涌现而出。叮咚，
恭喜玩家成功突破，当前等级为 LV2。听到这里，秦风脸上露出期待之色，瞬间便将升级带来的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在了力量之上。而后他拧转身体，找了一头猪头人做了伤害测试。咔嚓，刀光闪过，赤红的数字浮现在猪头人的头顶。定睛一看，这次的伤害竟然达到了605点。看到伤害上的增幅，秦风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他调整视线，搜索着区域内的猪头人，准备给他们送点温暖。结果查看了半天，依旧没有发现一头站着的黑皮猪头人。原来这个区域里的猪头人已经被他清空了。这伤害测试以后再做吧。秦风失望的叹息一声。尽管此时的秦风经历过一场大战，升级之后的他体力恢复到了初始状态，也就用不着休息了。缓步走向四周，百无聊赖的秦风收集起了猪头人掉落的物品。叮咚，恭喜玩家获得铜币 X10。叮咚，恭喜玩家获得铜币 X1。叮咚，恭喜玩家获得猪头人的珍宝磨刀石 X1。秦风和黑头猪皮人的战斗一直都是近身战，战斗范围也不大，也不过就方圆几十米左右。在此情况之下，秦风很快就收取完了所有的战利品。捡完战利品后，秦风打开背包查看起了本次的收获。虽说秦风击杀了很多头黑皮猪头人，但并不是每一头黑皮猪头人都会给他爆出磨刀石。砍了100多头黑皮猪头人，才给我爆了30多块磨刀石，这爆率有点低啊。一边感叹着，秦风一边探出目光搜寻着附近的黑皮猪头人。四下查看了一番，秦风发现越往里走，道路两旁堆积的白骨就越多。由此，他认定黑皮猪头人的老巢就在道路的尽头。确定好了方向之后，秦风提上斩龙之刃，便朝道路的尽头走去。在神域之中，角色的每一次升级都会附赠数量不等的属性点，从1级升到2级，秦风一共获得了5个自由属性点。而战士作为力量型职业，力量属性便是其主属性。早在秦风进阶之时，他便将本次升级所带来的所有属性点全部加到的力量之上，与之相应的秦风的攻击力也随之上升了5个点。这5点的攻击力看起来非常的少，但是在10倍暴击和刀术专精的扩充之下，这5点的攻击力却是能够造成55点的伤害。得益于强大的虚拟引擎和拟真感官系统，神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值游戏。伤害得到提升过后，一路杀向黑皮猪头人老巢的秦风，砍怪之时下手明显更加利了。一路上无数的黑皮猪头人倒在了秦风的刀下，变成了一道又一道的经验值，为秦风的变强之路添砖加瓦。半个小时过后，随着秦风斩落的最后一刀，一道赤红色的暴击伤害数字从一个黑皮猪头人的头顶飘起，605。黑皮猪头人瞬间倒地而亡，爆出了一颗磨刀石以及些许铜币。叮咚，你击杀了黑皮猪头人，获得50点经验值。叮咚，检测到玩家已击杀2000头黑皮猪头人，特此奖励猎杀称号猪头人毁灭者。猪头人毁灭者称号效果，攻击猪头人之时，伤害额外提升 10%， 对猪头人形成天然压制，猪头人移动速度下降 10%， 攻击速度下降 10%。 听到这2声清脆的系统提示音，秦风眼中毫无波澜。于他而言，这个猎杀称号并没有什么意义。今日之后，他估计再也不会来到猪头人的聚集地，这个称号也自然没了作用。视线扫去，确定好了战利品分布之后，秦风按照心里规划好的路线开始收捡战利品。叮咚，恭喜玩家获得磨刀石 X1。叮咚，恭喜玩家获得铜币 X1。叮咚，恭喜玩家成功收获到100枚磨刀石，已完成 S 级任务白河愁的磨刀石，请玩家尽快返回新手村向白河愁提交任务。叮咚，恭喜玩家获得磨刀石 X1。循着系统提示音，秦风打开了系统背包，看了看背包里磨刀石的数量。此时他的背包中磨刀石的数量已然超过了100，达到了120多个。与此同时，秦风的等级也从2级来到了3级，磨刀石已经够了，等级也升了，怪也已经杀完了，秦风也没没了理由继续在这污秽之地逗留。伸了个懒腰，擦干净斩龙之刃上的血迹，秦风转身便往新手村的方向走去。然而莫等他走出去几步，便听到一声怒吼，这声音是从秦风身后传来的。回头一看，一头异常壮硕的黑皮猪头人正仰天咆哮，2行血泪从黑皮猪头人的眼睛里流出，看那样子他十分的悲痛。叮咚，由于你过度击杀黑皮猪头人，彻底惹怒了猪皮恶霸，触发临时任务猪头人的秘密，击杀猪皮恶霸级可获得任务奖励，请玩家在10秒内做出选择，是否接受？我接受。听到系统的提示，秦风喜上眉梢，毫不犹豫的便选择了接受。说这话的同时，秦风目光锁定猪皮恶霸，动用探查之眼，使出了探查术。霎时间，猪皮恶霸的详细信息出现在了秦风的眼前。猪皮恶霸，猪头人部落首领，等级4，等阶青铜，血量3000-3000，攻击力72-81，防御力20，技能猪突猛进，嗜血攻击，狂化。介绍：因受到龙息结晶的影响，产生了巨大变异。看完猪皮恶霸的信息简报，对于其高额的防御力，秦风没有半点意外。作为青铜级的 BOSS， 猪皮恶霸拥有相对高昂的属性点，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真正引起秦风注意的，却是介绍之中提到的龙息结晶。龙息结晶顾名思义，龙的吐息的结晶。在神域之中，龙息结晶是个非常重要的武器强化资源。和其他花里胡哨的强化资源不同，龙息结晶只有一个作用，那便是提高武器的 10% 攻击力。可不要小看这 10% 的攻击力，对于低等级的武器装备而言， 10% 的攻击力提升确实有点少。但若是将这龙息结晶用作高等级装备的强化资源，那这 10% 的攻击力提升就高的有些可怕了。要知道，那些传说级装备所提供的攻击力动辄成千上万点， 10% 的攻击力提升自然就成了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增幅。
更重要的是，龙息结晶这种物资极度难以获取，除开黑渊那种鬼地方，其他地方的龙息结晶早已被开采殆尽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上一世中龙息结晶被推到了很高的价格。想要买到一颗龙息结晶，至少要付出1亿以上的金币，而且还有价无市。没想到这个隐藏任务居然刷出了龙息结晶，我这运气也太逆天了吧！秦风一边在心中感慨着，一边抽出刀向猪皮恶霸走去。这只猪皮恶霸拥有20点的防御力，能够减缓秦风的部分伤害，外加之其拥有3000点的血量，想要击杀掉这只猪皮恶霸，秦风还需要多砍上那么几刀。如果秦风足够幸运，能够触发斩龙之刃的迟缓效果，那他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掉猪皮恶霸。秦风前冲的同时，愤怒的猪皮恶霸也朝着秦风奔袭而去。猪皮恶霸的前进速度非常之快，显然其发动了天赋技能之一猪突猛进。感受着猪皮恶霸身上节节攀升的气势，秦风选择了暂避锋芒。只见秦风往右挪了2个身位，直接躲开了猪皮恶霸的冲撞。而后斩龙之刃被秦风高高举起，照着猪皮恶霸的脖梗子便砍了一刀。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迟缓效果，猪皮恶霸攻击速度减少 50%， 移动速度减少 50%， 神经反射速度减少 50%。 听到提示音，秦风模糊中金光大放，趁他病要他命。在迟缓效果的影响之下，猪皮恶霸的反应速度大幅度下降。此消彼长之间，属性面板不占优势的秦风居然稳稳占据了上风。咔嚓405，咔嚓412，咔嚓414。在10倍暴击天赋的加持之下，秦风的伤害值非常的可观。短短3秒的迟缓时间，秦风的攻击便将猪皮恶霸的生命值削减到了1/5。迟缓效果过去，猪皮恶霸回归正常形态。恰在此时，一道血光指猪皮恶霸身上亮起，那是他的保命技能狂化。叮咚，猪皮恶霸血量低于1/5，自动开启狂化技能，移动速度提升 50%， 攻击力提升 50%， 防御力提升 50%， 韧性提升 50%， 持续时间1分钟。听到系统的提示，秦风果断放弃了继续攻击，他猛然后撤，和猪皮恶霸之间保持着一段安全距离。猪皮恶霸的狂化可是有4项属性的提升，和狂化的对方正面硬刚并不是明智的选择。也不知道是不是心有灵犀，狂化后的猪皮恶霸并没有冲向秦风，反倒是屁股一扭，便朝自己的老巢跑去。看着猪突猛进奔向老巢的猪皮恶霸，秦风脸色陡然一变。开狂化状态逃跑，思路很清晰嘛，也不多想，秦风保持着安全距离，提着斩龙之刃便追了上去。狂化状态下，猪皮恶霸的速度非常之快，奔袭之时，肥胖的身躯撞破空气，带起一阵呜呜的风声。不过秦风的速度也不慢，虽说一时半会儿追不上猪皮恶霸，但也依旧保持着距离，没有让猪皮恶霸逃逸掉。就这样一人一猪，一个逃一个追，所过之处有无数猪头人看见自家老大被人追赶，纷纷围上前来，试图阻挡秦风。然而3级的秦风又怎是这些小兵能够挡得了的？只见秦风一刀一个，由其刀落之际，便有黑皮猪头人当场殒命。咔嚓605，随手砍翻拦路的黑皮猪头人秦风提着斩龙之刃继续追赶猪皮恶霸。猪皮恶霸的领地并不大，很快秦风便将他追到了老巢之中。这是一个巨大的山洞，洞口狭窄，猪皮恶霸那肥胖的身躯挤了半天才挤进去，但通过洞口之后，整个山洞却是豁然开朗。叮咚，检测到玩家已发现猪皮恶霸老巢，获得100点声望值。叮咚，检测到玩家已发现随机矿点龙息结晶矿，获得100点声望值。2声提示音落下，秦风遵循着直觉朝洞内望去，只见那肥胖的猪皮恶霸正趴在一堆龙息结晶身上，一阵阵赤红的光芒萦绕在猪皮恶霸的躯体上，迅速回升着猪皮恶霸的血量。秦风瞳孔猛地一缩，不能让猪皮恶霸就这么恢复下去。打定主意，轻松3步并作2步，迅速冲杀到猪皮恶霸身前，找好身位，锁定弱点，秦风举起斩龙之刃，直斩猪皮恶霸脖梗子。见秦风居然如此不依不饶地追到了自己老巢，猪皮恶霸气急败坏，强顶着斩来的刀刃，以2败俱伤之气势，张开血盆大口咬向秦风。见着此景，秦风猛地收刀，而后便是往下一蹲，借着身形的优势躲过了猪皮恶霸这一击。下一刻，秦风右手的斩龙之刃一斩而上，对准猪皮恶霸暴露出的腹部直直砍了过去。咔嚓315，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装备效果迟缓，猪皮恶霸攻击速度减缓 50%， 移动速度减缓 50%， 神经反射速度减缓 50%。听到系统提示，秦风眉间骤然露出喜色。趁着猪皮恶霸虚弱期间，秦风举起长刀，暴风骤雨般的砍向猪皮恶霸。猪皮恶霸血线迅速下跌，315、321、318。片刻功夫后，迟缓的效果还未过去，猪皮恶霸便惨叫一声，无比凄惨的倒在了秦风的刀下。见自家老大被眼前这个残忍的人类砍倒，剩下的黑皮猪头人纷纷四散逃开。叮咚，恭喜您击杀了青铜级 BOSS 猪皮恶霸，完成临时任务猪头人的秘密，并达成首杀成就。特奖励2000点经验值，特奖励5点幸运值，特奖励5点技能点。听到系统的这一声提示，秦风紧绷的精神总算放松了下来。连番战斗外加一路狂奔，饶是秦风这等游戏狂人也觉得有些乏累了。稍作休息之后，秦风走向猪皮恶霸的尸体，准备收集战利品。叮咚，您获得猪皮恶霸的獠牙 X2。叮咚，您获得银币 X5。叮咚，您获得龙息结晶 X30。叮咚，您获得随机装备宝箱青铜级 X1。收取完战利品过后，秦风并没有第一时间开启装备宝箱，
相比于随机装备宝箱，本次袭杀猪头人老巢最大的收获还是那30个龙息结晶。按后世一个龙息结晶1个亿来计算，30个龙息结晶就相当于整整30个亿。不过由于现在还是新手期，还未到达主城，想要把这些东西全部变成钱，秦风还需要等上一段不短的时间。除了龙息结晶，本次收获中让秦风无比兴奋的还有那5点幸运值奖励。5点幸运值看起来很微不足道，但其对于秦风的价值却是不小。要知道，怪物的爆率、箱子的开启、装备强化成功率等概率事件都会受到幸运值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幸运属性在整个游戏中都是极其难得的资源。但凡是能增加5点以上幸运点的道具或装备，都能在拍卖行里卖出上亿金币的天价。简单换算一下，本次首杀拿到了5点幸运值的秦风，相当于白捡了上亿金币，可算是赚大发了。除开龙息结晶和幸运点，对于秦风而言，首杀奖励的技能点也是非常不错的收获。技能点顾名思义就是用来给技能升级的。想着即将到手的高阶技能天外飞仙，秦风顷刻间便给这5个技能点定下了去处。整理完背包，秦风又在山洞里逛了一圈，确定没有遗漏任何战利品过后，秦风便离开了洞穴，奔向新手村。10几分钟过后，秦风非常顺利地回到了新手村之中。和秦风离开之时不同，此刻的新手村里热闹非凡。有没有人知道史莱姆的刷新时间了？怪都被人刷完了，求助求助！本人是个妹子，村里的任务太难找了，有没有大佬能带我？本人牧师职业，奶量十足，有意加入工会，要求有保底工资，有意者可以私信我。本人坦克，求一个趁手的初级装备，村里的店太黑了，有没有好心人愿意低价让一件给我？扫了一眼表达着不同诉求的玩家们，又看了看广场上各大工会支起的招新摊子。秦风明白，此刻的游戏已然开始爆火了。可以预见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将会有一大波新人加入到游戏之中。随着这些新人的加入，游戏里本就不多的新手资源将变得愈发捉襟见肘。不过这一切和此时的秦风已然没多大关系了。此时的他已经领先这群玩家太多，别的资源先不提，就单单是他手里的斩龙之刃，其珍惜程度就不是这群玩家可以想象的。短暂停留过后，秦风收拾好心情，走向大剑士白河愁的居所。刚一到白河愁家门口，还未推门走进去，白河愁那苍老的声音便在秦风耳畔响起了：如果你没有带来足够的磨刀石，这个门你也不用进。听着这句威胁意味十足的话，秦风淡笑着推开房门，大踏步走了进去。咔嚓一声轻响，秦风将整理好的100块磨刀石放在了白河愁面前。看着面前那重量十足的袋子，白河愁的眼睛里浮现出浓浓笑意。年轻人，你很不错，拿去吧，这是给你的奖励。话音落下，白河愁从屁股后方的茅草堆里抽出了一个木头盒子，丢到了秦风的手中。叮咚，恭喜您完成隐藏任务白河愁的磨刀石。叮咚，恭喜您获得高阶技能书天外飞仙。叮咚，恭喜您获得特殊装备白河愁的刀鞘。叮咚，恭喜您获得银币200枚。叮咚，恭喜您获得经验1万点。听着系统的提示，秦风也没有打开木头盒子，直接将其收到了背包之中。收好奖励之后，秦风并没有在第一时间离开，与之相反，他还在白河愁的屋子里找了个凳子坐下。该给你的东西我都给你了，你怎么还不走？难道想我亲自教你吗？秦风刚一落座，原本闭着眼睛的白河愁却是猛地睁开了那锋利如刀的双眸，以一种极为不善的语气提醒着秦风赶紧离开。秦风淡淡笑了笑，他并没有因为白河愁的这一句威胁而感到害怕。白河愁只是个 NPC， 哪怕脾气再不好，也有游戏规则管着他。只要神域还没有降临到现实世界，秦风便不会害怕白河愁的任何威胁。白老先生，我想跟您交换一点东西。秦风淡然开口，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年轻人，说话前最好掂量自己的分量。你觉得你够资格跟我交换吗？白河愁嗤笑一声，无比轻蔑地看向秦风。此前秦风向他请教刀道之时，他还觉得这年轻人有礼貌，会做人。但此时的他却觉得秦风就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妄图。秦风没有说话，只是将手中早已准备好的一颗龙息结晶轻轻放在了桌子上。这，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看着木桌上的龙息结晶，白河愁无比激动地从地上站了起来。年轻人，你想要跟我换什么？只要你愿意把这颗龙息结晶给我，我什么条件都答应你。秦风淡笑着看向白河愁，他并没有因为对方前后态度的剧烈变化而产生任何情绪波动。白先生，我想用这颗龙息结晶在您这儿换一些刀，你要多少？白河愁激动地问道。这取决于您愿意给多少。我想这颗龙息结晶的价值应该不用我多提，作为刀道宗师，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此物的珍贵程度。白河愁小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我自己用的刀没法给你，但我这些年收集来的刀却是可以给你的。话音落下，白河愁掀开身后的茅草，将里面盖着的30把品阶不一的长刀丢到了秦风面前。无一例外，这些长刀的品质全在青铜以上，其中甚至还有10把黄金等阶的刀。注：装备等级为黑铁、青铜、白银、黄金、铂金、钻石、传说、史诗、神级。拿去吧，这些你都拿去。激动无比的白河愁生怕秦风还反悔，把刀丢到秦风面前之后，便将桌面上的龙息结晶取走了。秦风微笑着向白河愁表达感谢，而后收起了这些刀具，走向房门外。008连升3级，斩龙之刃进化。但还未等秦风走出房门，拿着龙息结晶乐呵了半天的白河愁却是突然开口：年轻人，以后有空常来啊，我可不是图你身上的宝贝儿，主要是我看你这人比较顺眼。秦风淡笑的转过头，向白河愁点头表示同意。对了，
以后有这种好东西，你也得第一个想起我，毕竟现在咱们也算是朋友，朋友之间不就是得互惠互利吗？白老先生您放心，以后若是我还能收获到这等好东西，我肯定第一个想到你。能想到我就行，我也不耽搁你时间了，我还有点事儿，你慢走。得到秦风的许诺之后，白河愁心满意足的点了点头。虽说最后还是下了逐客令，不过那态度比起之前却是好了太多太多。离开了白河愁的居所之后，秦风寻了个无人打扰的位置停了下来。紧接着，秦风从系统背包之中取出了本次任务的奖励之一——高阶技能书天外飞仙。取出之后，秦风丝毫不犹豫，直接就把这本技能书用掉了。叮咚，你使用了高阶技能书天外飞仙，你学会了技能天外飞仙 LV1。听到这声提示音过后，秦风并没有打开查看栏查看天外飞仙的基本信息，而是使用了手杀奖励给的5个技能点，直接将天外飞仙从1级升到了6级。天外飞仙等级6，技能效果传送至空中，攻速提升 200%， 持续发动斩击，造成范围伤害，伤害范围300码，每到斩击伤害值，使用者攻击力的 60%， 持续30秒，熟练度01000，蓝耗100，冷却时间45秒。介绍：大剑士白河愁的成名绝技。看完天外飞仙的技能描述，秦风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拥有了10倍暴击天赋的秦风根本不缺单体伤害，但是在对群能力上，秦风却是有着不小的欠缺。而天外飞仙的出现就很好弥补了秦风对群能力不足的问题，能够让他遇到群怪之时不至于像之前一样只能一刀一刀砍过去。查看完天外飞仙的简介之后，秦风又从背包里拿出了此次任务的另外一大奖励——一把刀鞘。白河愁的刀鞘，等级5级，等阶黄金，附加特性：1. 温养刀具，修复刀具裂痕，每分钟恢复1点耐久值。2. 提升持有者 20% 体力， 20% 移动速度。看完刀鞘的简介之后，秦风颇为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把刀鞘虽然没有给秦风提供任何伤害加成，但其对于秦风的意义却是非同一般。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里，斩龙之刃一直都会是秦风的主力武器。然而，使用便意味着会有磨损，会消耗斩龙之刃的耐久。有了白河愁的刀鞘之后，秦风便不用担心斩龙之刃的耐久问题。用完之后，只需要把斩龙之刃往刀鞘里面一塞，就能慢慢恢复斩龙之刃的耐久。收好刀鞘后，秦风从背包里取出了斩龙之刃以及从白河愁那里换来的长刀。下一刻，秦风发动斩龙之刃的吞噬效果，将一柄又一柄的品质不俗的长刀喂给了斩龙之刃。几分钟过后，秦风换来的30多把刀全都成了斩龙之刃的养料。叮咚，您的成长性武器斩龙之刃成功晋升，阶位从黑铁级晋升为黄金级。系统提示音落下，秦风面前的斩龙之刃骤然爆发出一阵璀璨的七色光芒。片刻过后，七色光芒散去，全新升级的斩龙之刃出现在了秦风的面前。摸了摸刀口，感觉到斩龙之刃的锋利度提升了好几个档次。握住刀柄，秦风挥动斩龙之刃，将空气都割出阵阵音爆之声。而后，秦风又拿出龙息结晶，轻轻一捏，龙息结晶便化作一阵烟雾，融入到了斩龙之刃中。斩龙之刃成长型武器，等级无限制，等阶黄金，魔法物理攻击450-550，附加特性：1. 力量值加160； 2. 攻击时附加 40% 额外伤害； 3. 攻击时有 40% 几率造成迟缓效果，持续6秒； 4. 攻击时有 40% 几率造成流血效果，持续6秒，每秒伤害为使用者攻击力的 40%。 耐久10000001000000。限制：斩龙之刃已锁定为角色天意的专属装备，不可交易，其他人不可使用。介绍：玩家天意得专属装备，拥有着近乎无限的潜力。看着眼前闪烁着凛凛寒光的斩龙之刃，秦风的脸上浮现出了满意的笑容。30把品质不一的长刀，虽然珍贵，拿出去卖也能换回不少的钱，但对于秦风而言，只要能让斩龙之刃晋升，无论花多少钱都是划得来的。和别的武器不同，成长性武器是没有等级限制的，只要资源足够多，成长性武器就能一直晋升，甚至有可能成为传说之中的神器。在神域之中，神级武器是极其的稀少，且每一把叫得出名字的神器都被那些至尊级怪物把持着。前一世，直到神域降临现实的那一刻，整个人类阵营也不曾拥有过任何一把神级兵器。但现在情况却是不同了，斩龙之刃让秦风看到了拥有顶级神级武器的希望。升级完斩龙之刃后，秦风并没有在新手村里停留，他转身便往新手村外的河谷走去。在那河谷里，有着一大群魔狼经验资源。沿着记忆之中的路线，不一会儿功夫，秦风便顺利到达了河谷。和被黑皮猪头人们砍得光溜溜的星痕山谷不同，这片河谷里满是高大的树木。刚一走进绿叶掩映的密林中，一个巨大的黑影便朝秦风撞了过来。觉察到耳边响起的风声，秦风眉头一皱，下意识的便闪出了一个身位，而后手起刀落，斩龙之刃划破空气，直接命中那怪物后腰。5920，一道赤红的伤害数字从那巨大的身影上飘出，怪物的生命值瞬间被这凌厉的攻击清空。只见他倒在地上一动不动，死的不能再死了。晋升到黄金等阶之后，斩龙之刃为秦风提供了最低450点的攻击力，加上秦风本身3级拥有的30点攻击力，每一刀的基础伤害便已然突破480点，再加上秦风第一天赋所带来的10倍暴击伤害加成，这还没有完。斩龙之刃到达黄金阶位之后，还给秦风提供了 40% 的增伤效果，一刀下去的面板伤害便来到了6720。在此情况之下，
即便这怪物有着高额的防御力，免除了一部分的伤害，秦风的普通一刀砍出的伤害也达到了恐怖的5920点，根本就不是这怪物能扛得住的。叮咚，你击杀了青铜级魔物森林魔狼，获得1000点经验值。叮咚，你获得森林魔狼的獠牙1颗。叮咚，你获得银币1枚。听着耳畔响起的提示音，秦风打开查看之眼，查看起了本次战利品的详细信息。看完之后，秦风颇为满意的点了点头。森林魔狼是青铜级的怪物，它的獠牙在青铜级的武器铸造材料之中也算得上是上乘。以后要是开了拍卖行，这玩意儿也是不错的日常拍卖材料。想到这里，秦风的干劲更足了，一路走一路杀，一路捡材料。见着奔行的森林魔狼，秦风抬手便是一刀。在他高额的攻击力和10倍的暴击天赋之下，根本没有魔狼能够承受得住第二刀。就是这么一路杀着，仅仅只过了短短1个小时，秦风的等级便突破到了4级。突破到4级之后，秦风又获得了新的自由属性点。不过这一次，秦风并没有将这些自由属性点全加在力量上面。与之相反，这一次他将所有的自由属性点都点在了智力值。比起力量值增长带来的攻击力加成，此时的秦风更加需要的是蓝量。他现在可是有了一个高阶技能天外飞仙，以他现在的能量释放不了几次，便会耗光所有的蓝。完成加点捡完地上的战利品之后，秦风整装出发，继续朝着河谷深处走去。在他的记忆之中，这片河谷里游荡着大量7级的魔狼。把这些魔狼杀干净之后，他的经验值估计就能够摸到5级的门槛。如果运气足够好，能遇到不断迁移的森林巨猿，他的收获就还能再大些。然而莫等秦风找到魔狼的老巢，他便听到了一声惊恐至极的尖叫：“啊，你们不要过来啊！”听那声音，好像是个小女孩。秦风眼中金光大放。众所周知，网游世界里很多 NPC 都是小孩模样，尤其是遭遇到危险的小孩，极有可能是触发随机任务的契机。循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秦风迅速奔行而去。为了不失掉这次随机任务的机缘，秦风也没有管脚下走的是不是道路。只见他披荆斩棘而去，硬生生在乔木丛生的河谷中开辟出了一条足够3人通行的道路。很快，秦风便赶到了那声音的发源之处。抬眼望去，只见一个背着巨大背囊的小女孩，手脚并用着攀爬在一棵大树之上。而在大树的脚下，一头头眼睛冒着幽光的恶狼正流着晶莹的哈喇子，恶狠狠地瞪着小女孩。小女孩生得极为可爱，可爱的让人怜惜。打开探查之眼，确定小女孩不是什么误入河谷的玩家之后，秦风决定出手拯救她。刀光闪动，冲入狼堆的秦风3下5除2便把围在树下的森林魔狼砍杀殆尽。恰在此时，一声凄厉至极的猿啸从秦风背后响起。秦风下意识地回头，便看见了一头通体雪白的森林巨猿。看着这巨猿高大的躯体，秦风心中一喜，抬手便丢出了一个探查术。森林巨猿头领 BOSS 等级9级，等阶青铜，血量15000，15000，攻击力178-183，防御力80，技能嗜血咆哮，主动狂化，投掷巨石。介绍：河谷里的绝对霸主，以森林魔狼为食物。有15000点血量，希望你能多扛几刀。秦风微微眯起眼睛，缓步朝森林巨猿而去。看到那矮小的人类竟敢无视自己的威严，朝自己靠近，森林巨猿首领仰天咆哮，使用出了他的第一技能，为他的儿郎们带去了高达20%的攻击力增幅。得到了首领的增幅之后，森林巨猿们摩拳擦掌，准备让眼前这个人类尝尝他们拳头的味道。咚咚咚咚咚咚，森林巨猿猛地拍起胸膛，这是他们临战前必须做的战前行动。大哥哥快跑！这些猴子很恐怖的。森林魔狼被秦风斩杀殆尽之时，小女孩冯果果便从树上跳了下来，向森林之外逃去。然而当冯果果看到自己的救命恩人向森林巨猿走去之时，心地善良的她还是停下了脚步，提醒秦风跟他一起离开。听到身后小女孩的提醒，秦风心中一暖，淡笑着应道：“你躲好，大哥没事儿。”言罢，秦风陡然加速，朝着正在捶胸的一头森林巨猿便奔了过去。战场之上，秦风可没有宋襄公那么讲究。只见他手起刀落，片刻功夫便将一脸惊诧的巨猿们砍死了大半。看着倒地的同伴，森林巨猿们总算明白了，眼前这个人类他不讲武德。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放弃战前行动，嗷嗷叫着朝秦风扑了上来。来得正好，省得我一个个找你们。看着朝自己冲来的巨猿，秦风心存感激，手起刀落之际，便送出了一份又一份的大礼。5920、5923、5941。看着自己的儿郎们一个个倒地，森林巨猿首领痛苦地嚎叫着，雪白的毛发根根竖立，顷刻间他便进入了主动狂化状态。然而在秦风的利刃之下，这一切注定只能是徒劳。一刀两刀，叮咚，你触发了武器特效迟缓，森林巨猿首领移动速度减少50%，攻击速度减少50%，神经反射速度减少50%。叮咚，你触发了武器特效流血，森林巨猿首领进入失血状态，每秒受到200点伤害值。在斩龙之刃迟缓特性的影响之下，森林巨猿反应明显下降，每秒一跳的流血伤害也在不断削减着他的生命值。趁他病要他命，秦风眼中闪过一抹狠厉的神色，绕着森林巨猿庞大的躯体便开始走砍。4120、4125、4154。叮咚，你已击杀森林巨猿头领，获得10000点经验值，获得1点技能点。叮咚，你已击杀森林巨猿头领，获得青铜级装备隐蔽者披风。听到系统提示音之后，秦风并没有停下他的动作，反而冲向了四散而逃的巨猿们。在秦风的眼中，这些巨猿就是行走的经验值，怎么能让他们说逃就逃？
左右横劈，连削带斩，一头头巨猿惨死在秦风刀下。正当秦风准备乘胜追击，杀掉所有巨猿之时，却有阵阵欢笑从他身后传来。哈哈，这么多宝贝，赚大发了呀！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兄弟们不要慌，把战利品收集起来，我自会公平分配。看着地上散落的战利品，夜战八方眼热无比，只是手下人干活。然而没等他们有所行动，密林之中便有一个人影朝他们走了过来。咦，那里怎么有个人？他怎么还朝我们走过来了？咋办啊？老大，这些战利品好像是他的。老大，这些宝贝我们还捡吗？听着耳畔喧闹的议论声，夜战八方只觉得心烦气躁。看到此情此景，他又如何能不知脚下这些战利品归属者是谁？但心中熊熊燃烧的贪婪之火却早已吞没了他的心智。为什么不捡？既然被我们看到了，那就是我们的东西。说完这句话，夜战八方狞笑着走出人堆，站到了秦风的面前。小子，没事的话滚远点，从现在开始，这个地方归我们夜战八方公会所有。有这么没眼力见的人？秦风蓦然抬头，以一种看白痴的眼神看向夜战八方。在秦风看来，倒在地上的这些个巨猿尸体便足以证明他的实力。但凡是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可以被随便拿捏的软柿子。他实在想不到眼前这人为何如此愚蠢，连这点最基本的判断力都没有。端着看稀奇的心态，秦风上下打量了男子几眼。夜战八方，这 ID 不是我那傻逼仇人吗？秦风眼中闪过一抹玩味笑容。夜战八方是个颇为有钱的傻逼富二代，性格古怪，小肚鸡肠，首批玩家圈子里几乎没有几个人愿意带着他玩。不过在其超能力作用之下，这蠢人的身边也聚集了一堆狗腿子。前世里因为一处升级资源，秦风和夜战八方便有过矛盾。这一世重生归来，秦风本已忘了这令人作呕的蠢人，没想到今日却在这河谷里遇见了。更为奇葩的是，这蠢人居然还想抢夺秦风的战利品。正所谓相请不如偶遇，秦风取出斩龙之刃，准备给这蠢人送上一份好礼。哟呵，小子好胆，居然敢向我抽刀！你知道我是谁吗？见秦风抽刀动作，夜战八方不跑反笑，赶紧滚吧，我数10个数，你要是再不走，我们就帮你走。听着这蠢人嘴里不断喷涌出的蠢话，秦风着实有点听不下去了。唰的一声，秦风瞬间传送到了半空之中，高阶技能天外飞仙发动。没等夜战八方和他的狗腿子反应过来，一道道凌厉的刀芒便从半空之中直斩而下。3932、3967、3948，在斩龙之刃的加持之下，秦风的基本攻击力早已突破到了480点。使用天外飞仙之时，每道刀芒可以继承他60%的攻击力，再加上他的第一天赋10倍暴击，以及斩龙之刃附带的40%增伤效果，每道刀芒落在这些防御力低下的蠢人身上，伤害非常轻松的便达到了3900多点。顷刻间便将夜战八方连同他的狗腿子们砍成了一具具尸体。新手村复活点，夜战八方和他的狗腿子们一脸懵逼的从复活点里走了出来。老大，那小子的伤害怎么这么离谱啊？是啊，他一个刀猛就把我给秒了，这还是人吗？我刚才看伤害面板了，他一刀的伤害足足有3000多点，我敢打赌那小子绝对开挂了。什么？多少伤害？你再说一遍。夜战八方脸上写满了震惊，氪了巨量金钱的他以为自己70多点的伤害已然能够称霸新手村，结果没等他扬名立万，便遇到了一个一刀能砍3000多点伤害的怪物。举报！这种挂逼必须举报！这种伤害要不是开挂，我他妈把脑子拧下来给他当球踢！夜战八方咆哮着动员狗腿子们举报秦风。与此同时，他登录上了游戏论坛，拿起键盘便写了一篇小作文，掏空了他所有的词汇储量，将自己遇到挂逼的事大肆的宣扬。话分两头，再说回秦风。此时的秦风正搜集着夜战八方和他狗腿子们爆出来的遗物。为了防止过度杀人，神域之中角色死亡爆装备的概率很低，只有5%。不过概率虽低，但架不住人多呀。夜战八方他们虽然等级低下，但他们的遗体也给秦风贡献了不少低等级装备和钱币。收捡完地上的天头，秦风的视线回到了那片战场之上。由于战斗发生的并不集中，森林巨猿爆出的东西非常分散，秦风一个人去收捡的话，着实有些麻烦。心念一转，秦风将目光扫向了灌木丛里的冯果果。安全了，你出来吧。灌木丛里，冯果果哆哆嗦嗦地站了出来。他刚才可是亲眼看见眼前这个男人是如何灭杀掉整整50多个人。为了防止对方用那种残忍的手段来对付自己，冯果果根本不敢反抗秦风的命令，强制压抑着心中的害怕，缓步走到了秦风面前。看着冯果果脸上惊惧不定的神情，秦风耐着性子解释道：那些是我的仇人，你不是，不用担心我伤害你。那我可以走。冯果果的声音不断颤抖，不过他还是大着胆子试探问道：帮我收拾一下巨猿身上的宝贝，我一个人不是很忙得过来。哦，收拾完了就放我走。一边问着，冯果果一边非常听话地走向森林巨猿的尸体，帮助秦风收取着战利品。叮咚，你获得青铜级材料森林巨猿的骨片 X1。叮咚，你获得银币 X2。把收拾好的骨片交到秦风手中之后，冯果果大着胆子提问：那个我可以走？秦风老脸一黑，他没想到此前的那一番杀戮居然给这个 NPC 造成了如此大的心理伤害。不过秦风可不能就这么放任冯果果离开。在查看到冯果果信息的那一刻，秦风便已然明白这次遭遇到的随机任务是什么了。冯果果是新手村里一个隐藏任务的触发 NPC， 完成他的任务过后，不仅能获得大量的经验值，还能获得他和他老师的好感。就一般情况而论， NPC 的好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绝大部分 NPC 身上都只1-2个资源，好感度再高，也不能为玩家带去更多的收益。但冯果果和他的那深不可测的老师林初雪却是例外。在神域之中，这两人就是移动的资源获取点，只要好感度够高，能从他俩身上获得的好处可谓是无穷无尽。打定主意后，秦风换上一副和煦的笑容，温声道：“能不能跟我说说，你来到这河谷里来干嘛？”我在找黑松露。害怕的冯果果不敢撒谎，胆战心惊地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叮咚，检测到玩家触发随机任务冯果果的黑松露，因为不知名原因，任务接取难度增大。如玩家想要接取本任务，请自行构思接取方案。听着耳畔的提示音，秦风眉头一皱，不过片刻后便舒展了开来。只见他矮身下去，蹲到了冯果果的面前，温声说道：“走，哥哥带你找黑松露。”不找了，我要回去了。冯果果连连拒绝。枪！秦风伸手弹响斩龙之刃。找不着？找！冯果果都快要哭了，但看着凶神恶煞的秦风，胆小的他终究是不敢拒绝。叮咚，你已成功接取随机任务冯果果的黑松露。叮咚，检测到玩家已接取随机任务冯果果的黑松露，请前往兽人族营寨寻找。听到耳畔的提示音，秦风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和煦的味道。跟我走吧，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存在着大量的黑松露，还是采摘好的。想到任务奖励，爱屋及乌之下，秦风越看冯果果越顺眼，下意识的便伸手摸了摸冯果果的小脑袋。被秦风这么一摸，止不住颤抖的冯果果突然不那么害怕了。直觉告诉他，眼前的这个大哥哥兴许是个好人。好吧。话音落下，冯果果下意识的伸手拉住了秦风的衣袖，而后两人便往河谷深处走去。趁着还有一段距离才要到达此行的目的地，秦风查看起了本次获得的一件青铜级装备——隐蔽者披风，等级9级，等阶青铜，耐久100/100，效果开启后进入前行状态，限制刺客职业。介绍：能够隐匿身形的披风，穿上它，只要不是靠得太近，就不可能被发现。得，又用不了。扫了一眼职业限制，发现自己用不了之后，秦风便把这披风塞回了背包。而后，秦风又打开了任务栏，查看起了本次任务的详细信息。冯果果的黑松露，等级 A。任务内容：帮助冯果果搜集黑松露。任务奖励：1. 每收集到1枚黑松露，可以获得1000点经验值，无上限。2. NPC 冯果果好感度上升50点。3. NPC 林初雪好感度上升50点。任务限制：无等级限制。介绍：好心人，请帮帮这贪嘴的小姑娘，她也是一片孝心。在神域之中，相比于剧情任务，杀怪的经验值是非常少的，除非能做到秦风这般批量的斩杀魔物，那杀怪的性价比就远远不如剧情任务。为了降低玩家们获取经验值的难度，神域之中存在着大量的经验任务，冯果果的黑松露便是其中之一。前世里曾有玩家在机缘巧合之下，于河谷中的一座小木屋里遇到了冯果果和他的老师林初雪，接到了这个隐藏任务。完成任务获得巨大经验值奖励之后，这名玩家便将自己的经历整理成了一份攻略，发布到了游戏论坛之上。前世里在看到这份攻略之后，秦风也接受了这个经验任务，和冯果果之间来了一次偶遇。也正是因为这一次偶遇，让秦风发现了隐藏在这个经验任务背后的一连串高阶资源任务。而开启这些高阶资源任务的钥匙，便是冯果果那深不可测的老师林初雪。在秦风原本的计划之中，他会在杀完这河谷中的魔狼之后，才会动身去寻找冯果果。然而没想到的是，今日机缘巧合之下，他居然遇到了前来找黑松露的冯果果，将这个隐藏任务触发成了随机任务，替秦风省下了大量的寻路时间。几分钟过后，秦风二人便赶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兽人族营寨。叮咚，您发现兽人族营寨，达成探索成就，奖励声望1000点。听着耳畔响起的系统提示音，秦风目光往前横扫，一座连排营寨出现在了他的眼中。此时，在最外围的防御营寨之中，正有数十名兽人刀斧手不停巡逻。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悄无声息的，秦风便召唤出探查之眼，对准营寨之中的一个兽人刀斧手便施展了探查术。兽人刀斧手精英，等级10级，等级青铜，血量6000/6000，攻击力163-188，防御力100，技能兽人血脉、兽人刀法、兽人格斗术。介绍：兽人部落的勇士，为了部落的荣耀，他们自愿成为先遣部队。扫视了一眼兽人刀斧的血量和防御力，秦风估摸着一个怪的砍2刀。计划好进攻路线之后，秦风转头对着冯果果温声说道：“你在这儿别动，我去给你砍几个兽人脑袋。”莫等冯果果回话，秦风便如离弦之箭一般冲向兽人营寨，一刀、2刀，4720、4728，一个兽人倒地，循环往复。10几秒钟过后，第一座营在内的兽人刀斧手便被秦风全部砍翻在地。查看了一下周遭，确定没有遗留掉任何兽人之后，站在营寨之中的秦风便朝冯果果做了个过来的手势。冯果果看了看四周，感觉到还是待在秦风身边最为安全，3步并作2步便窜到了秦风的身边。老规矩，先帮我收拾战利品。冯果果非常有工具人的自觉，二话不说便答应了秦风的要求。片刻功夫过后，两人便收拾好了所有的战利品。查看了一下系统背包，秦风发现自己这次又多出了一个青铜级的装备，不过因为职业限制，他依旧不能使用。整理完此次收获之后，秦风径直走向连排营寨的中央，小女孩冯果果则是怯生生的跟在他的后面。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冯果果走得时快时慢，偶尔还会跑到兽人帐篷边躲一躲，搞得秦风有些哭笑不得。不过外围的防御营在距离中央的连排营站并不远，
半分钟过后，两人便来到了连排营寨附近。看着营寨里那站得满满当当的兽人刀斧手，冯果果一张红扑扑的小脸蛋瞬间就变了颜色。要不我们还是走吧。他打起了退堂鼓。看着面前那招摇着的经验值，秦风心情大好。他轻轻摸了摸冯果果的脑袋，眉开二度道：“你在这儿多好，我去给你砍几个兽人脑袋来。”这话说的怎么像要砍我脑袋一样呢？恰在冯果果疑惑的同时，秦风已然如离弦之箭般冲进了兽人堆里。冲进兽人堆中之后，秦风并没有急着杀怪拿经验，他刻意放缓了攻击的次数，将越来越多的怪勾引到了自己身周。很快，整座营寨里的怪便全部聚集到了秦风的身边。见时机成熟，秦风便不再忍耐，唰的一声，秦风瞬间传送到了半空之中，高阶技能天外飞仙骤然发动，无数刀芒从天空之上落下，将地面上堆的里3层外3层的兽人们砍得哇哇乱叫。2032、2037、2064，几秒钟过后，秦风从天上落回地面，而在他的身边已然没有了半个还能站起的兽人。看到这一幕，躲在一旁的冯果果瞪大了他那水汪汪的眼睛，他压根就没想到，如此多的兽人刀斧手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便被秦风斩杀干净了。赶紧过来，这帐篷里有你想要的黑松露。听到秦风的声音，冯果果脸上浮现出一阵难以掩饰的欢喜。他兴奋地奔到秦风的身边，循着秦风手指的方向，朝着帐篷里看了过去。一看之下，冯果果顿时便愣住了。他在河谷森林里找了好久，也就才找到不过10几块黑松露。然而在这帐篷里，黑松露却跟不要钱似的堆成了一座小山。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黑松露？愣了半晌，冯果果惊讶至极地问了一声：“跟我们相比，兽人们可是寻找黑松露的好手，我们眼中的珍贵之物，于他们而言却只是简单的食物罢了。这些黑松露就交给你了呀，我去收拾一下战利品。”好的。得到回应后，秦风便转身便走向了兽人刀斧手们的尸体，收取着本次的收获。捡着，秦风从尸体堆中看到了一个散发着青绿色光芒的物件，拿起来一看，是一件青铜级的战靴，动能战靴，等级10级，等阶青铜，耐久1000/1000，效果1、提升10%的移动速度；2、踢技增强10%。简介：矮人打造的战靴有着极强的爆发能力。看完装备简介，秦风脸上浮现出了久违的满意神色。打了这么多的装备，他终于找到了一件能提升移动速度的装备。虽然这战靴的等级要求有点高，但也足以成为秦风的备用选项。将战靴丢回背包，秦风再度投入收割战利品的进程中。几分钟过后，秦风收完了所有的战利品，冯果果也扛着一个巨大的袋子从帐篷里走了出来。见冯果果扛着袋子着实有点辛苦，秦风开口道：“放心，包给我，我帮你先收着。”我打又打不过，给又不想给，冯果果的埋下脑袋，企图拖延。枪！斩龙之刃再度被秦风弹出一身剑音。听到这一声响，冯果果顿时就是一激灵，赶忙解下背上的大口袋，递到了秦风的手中。识物，秦风赞许的点点头。走吧，这点松露哪够你吃？跟我走，我给你再多弄一点。言罢，冯果果便在秦风的带领下走向营寨中央。在秦风的记忆之中，这营寨中央的空地下方有着一个巨大的地堡，与地堡之内的黑松露数量相比，帐篷里的这点东西也就只能算一根毛。打开地堡大门，秦风一马当先走了进去。由于通风良好的原因，地堡里的空气并不浑浊，外加至通道两侧的蜡烛，两人下行的道路走的那是一个通畅。没走多久，秦风便来到了地堡的第1层。在这里，他也遇到了此行的第3批兽人战士。不过和之前的2批不同，这次出现的并非是兽人刀斧手，而是更为精英的兽人弓箭手。刷刷刷，秦风刚一踏进这地堡的这一层，一根根箭矢便像雨点一样洒落而来。挥舞起长刀，秦风以攻代守，将斩龙之刃挥成了一片刀幕，凌空截断了所有射向他的箭矢。防御下第一波进攻之后，趁着兽人弓箭手们搭弦的间隙，秦风猛地向前冲出，径直杀入了弓箭手堆里。刷刷刷，刀光闪动，4721、4726、4751，赤红的伤害数字不断从兽人弓箭手的头顶飘出。与此同时，秦风的耳中也响起了此起彼伏的系统提示音。叮咚，你击杀了精英怪物兽人弓箭手，获得3000点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精英怪物兽人弓箭手，获得3000点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精英怪物兽人弓箭手，获得3000点经验值。叮咚，您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5。叮咚，您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杀着杀着，一道金光自秦风身上升起，秦风的等级也随之到达了5级。为了弥补自身蓝量的缺乏，这一次秦风还是将5个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到了智力之上。升级过后，秦风继续杀戮，地堡之中不断有兽人战士奔出，秦风左突右闪，冷冽的刀光让整个地堡第1层都染上了一层寒霜。刷刷刷刷刷，半刻钟过后，秦风收起斩龙之刃，一脸轻松的朝身后的冯果果招了招手：“走，跟我下去。”冯果果点头同意，脸上没有半点恐惧。和此前的几次犹豫不同，此时的冯果果已经完全相信了秦风的战斗力。后面你准备怎么打？走了2步，冯果果主动发问。终于克服心理障碍，准备帮我了。秦风暗自欢喜，但却没有表露在脸上。当然是直接砍过去啊。我帮你加状态吧，我还挺可以的。行，你随意便是。行进路上，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不一会儿功夫，便走到了下一层的入口处。升到5级，装备上白河兽的刀鞘之后，秦风的体力值和移动速度均得到了20%的提升。在如此大的增幅之下，
秦风根本就没有给冯果果表现的机会，3下5除2便把建着的魔物杀灭干净了。与此同时，他们也到达了地堡最底层的通道前。你的包还你，拿好，不要弄丢了。从系统背包中取出冯果果的大袋子，秦风将之递到了对方的手中。在之前的一番扫除之中，秦风如同过境蝗虫，把兽人们积攒许久的黑松露搜刮了个一干二净。按照一颗黑松露1000点经验值来计算，这一次的经验绝对能把他的等级提升到10级。接过袋子，冯果果一如既往选择了将这袋子背在了背上，感受着袋子的重量，冯果果一脸满足地向秦风道谢：“谢谢大哥哥，你是个好人。”话音落下，一道冯果果无法看到的金光自秦风身上亮起，霎时间，一阵急促的系统提示音在秦风耳畔响起：“叮咚，你完成了随机任务冯果果的黑松露。叮咚，你获得155万点经验值。叮咚 ，NPC 冯果果对您的好感度提高50点，当前好感度为80点。叮咚 ，NPC 林初雪对你的好感度提升50点，当前好感度为50点。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6。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10。叮咚，您的经验值已达到上限，多余的经验值已储存，多余经验值数量为15万，转职之后即可获取。”连升5级，秦风再度获得25个自由属性点，他将20个自由属性点加在了力量之上，而后又把剩下的5个属性点加在了智力值上。完成属性点配置过后，秦风收刀入鞘，并找了个干净的地方坐下休息。在秦风前世的记忆之中，在这地堡的最下一层里，有着一个兽人族的萨满巫师。击杀掉这个巫师之后，就能解锁一个新手村副本兽人族先知的计划。本着来都来了的原则，秦风便准备一不做二不休，拿下萨满巫师的首杀奖励，并杀穿副本达成首次通关成就，然后再送冯果果回家，并在他老师林初雪那里混个脸熟。不过由于此前的连番大战，秦风的体力值已然快见底了。为了哄骗工具人替自己恢复状态，秦风耍了点小心思，在冯果果的注视之下，原地休整了起来。见秦风盘腿坐下，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冯果果折返回秦风身边，疑惑道：“那个，你怎么还不走呀？你先回去吧，这地方应该没什么危险了，我还有点事要做。”80的好感度，他绝不可能自己走。暗自揣摩好冯果果的心态，秦风淡笑着回应道。此话一出，一抹难以去除的犹豫顿时便布满了冯果果红润的小脸蛋。片刻功夫过后，冲动终究战胜了恐惧，冯果果大着胆子开口道：“要不我跟你一起吧，我想帮你忙。”听着苹果果磕磕巴巴的提议，秦风故作疑惑的抬头瞄了冯果果一眼。冯果果是个聪明的姑娘，她并没有急着解释什么，只是恋恋不舍地将背上的大袋子收回了储物空间内，而后一脸板正地念起了咒语。下一刻，一道圣洁的白光落到了秦风身上，瞬间把秦风的体力值补满了。叮咚，你获得传说级祝福加持，恢复未满状态，攻击力提升100%，防御力提升100%，速度提升100%，攻击速度提升100%，效果持续10分钟。你带着我好不？我真的可以帮你。释放完祝福术之后，冯果果理了理额头上凌乱的碎发，而后便凑到秦风跟前，眼巴巴地望着他，感受着自身状态的变化。秦风心中满是拐骗成功的得意，但在表面上，他的脸上却写满了犹豫。看到秦风脸色的变化，冯果果暗自欢喜，他这副样子应该是在犹豫吧？只要我再多显露一丢丢本事，他就一定会带着我。打定主意，冯果果从储物袋子里掏出了一根法杖，而后轻轻张开嘴巴，念诵起了古老的咒语。下一刻，治疗术、净化术、迅捷术、元素护盾等等一大堆辅助型魔法便加持到了秦风身上。大哥哥，你看我的本事还不错吧？冯果果擦了擦额头的汗水，眼睛眯成了月牙，向秦风炫耀道：“行吧，你就跟着我吧。”秦风一脸无奈道。话音落下，难以掩饰的喜悦瞬间便染上了冯果果的眉梢。只见他伸手便挽住了秦风的胳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娇憨十足地问道：“大哥哥，你要去做什么啊？能说不？这底下有个兽人萨满，我准备去砍了他。”冯果果身子一僵，脸上的喜色瞬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抹之不去的恐惧。那个，我想起来了，我还有点急事儿，要不我先回去了。秦风淡淡笑了笑，拽着苹果果的胳膊，先朝着地堡的最底层走去。开玩笑，这么大一个移动 buff 池，秦风怎么可能让他就这么走了？片刻功夫后，秦风和冯果果便抵达了地堡的最后一层。刚一进入这一层，秦风便看到了一座巨大的传送门。与此同时，一声机械提示音在秦风耳畔响起：“叮咚，你发现了兽人族的传送门，达成探索成就，奖励声望值2000点。叮咚，请不要摧毁传送门，否则你将遭到兽人们的报复。”听着系统提示，一抹微笑浮现在秦风嘴角，显然他的记忆没有出错。与此同时，盘坐在传送门下方的萨满巫师也缓缓睁开了眼睛。霎时刻，汹涌的血气自萨满巫师身上滂沱而出。灾厄缠身，命运既定。叮咚，你受到了 BOSS 级怪物萨满巫师的诅咒，诅咒判定中，判定成功。叮咚，你受到散萨满巫师的诅咒，每秒钟损失2%的血量，持续时间3分钟。萨满巫师的诅咒判定概率非常低，一般而言是很难生效的。听着耳畔响起的提示音，秦风自认倒霉的笑了笑。不过秦风一点也不慌，因为他身边有个名叫冯果果的工具人。虽然以秦风此时的实力，斩杀掉萨满巫师，破除诅咒也是分分钟的事情。不过既然有工具人可以压榨，秦风也没必要顶着每秒1跳的伤害和萨满巫师对拼。抬手戳了戳一旁害怕的腿肚子发抖的冯果果，被秦风这么一戳，冯果果当即便反应了过来。下一刻，他便从储物装备里掏出了一根金灿灿的传说级法杖，并念诵起了咒语。轰的一声，
一根比秦风身高还要粗的光柱从天而降，瞬间便驱散了秦风的异常状态。传说级进化术，秦风眉头一跳，心中与冯果果老师攀交情的想法愈发浓烈。压榨完工具人，恢复到正常状态之后，秦风掏出探查之眼，朝着萨满巫师便丢了个查看术过去。萨满巫师，等级10级，等阶黄金，血量20000，攻击力552-597，防御力250，技能诅咒幽狼召唤，是血术。介绍：兽人部落的巫师，其中佼佼者拥有沟通先祖的能力。看完萨满巫师的信息之后，秦风只觉得一般般。此时的秦风已经有10级了，到达10级之后，他把新多出来的30点属性点全部加在了力量上，每一点力量值都给他带来了1点的攻击力，总共有30点。加上他原本的攻击力以及斩龙之刃提供的巨额攻击力，配合着他第一天赋10倍的爆伤加成，以及斩龙之刃40%的增伤效果，再加上冯果果的100%攻击力提升的 buff， 即便是面临着拥有着250点防御力的萨满巫师，他的普通一刀也足以砍掉萨满巫师1/4的血量。也就是说，这看起来耀武扬威的 boss 最多只能在他手底下坚持4刀。抽出斩龙之刃，秦风如离弦之箭一般破空而去。唰的一声，斩龙之刃划破空气，直接砍在了萨满巫师的脖梗子上，瞬间便打断了萨满巫师念诵的咒语。8421，叮咚，你触发了斩龙之刃的特殊效果，流血，持续时间6秒。叮咚，你触发了斩龙之刃的特殊效果，迟缓，持续时间6秒。耳边的这2声系统提示音，秦风眸子一亮，手上的动作更是迅猛。与秦风的状态相反，吃到斩龙之刃的迟缓效果后，萨满巫师本就不快的动作变得无比缓慢。此消彼长之下，战局彻底呈现出一边倒的形式。刷刷刷，斩龙之刃在秦风手中上下翻飞，锋利的刀刃如雨点一般疯狂斩击在萨满巫师身上。8435、8467、8430A，一道道赤红如血的暴击伤害数值从萨满巫师头顶不断飘出，仅仅只是4道攻击，萨满巫师的血量便被清空了。叮咚，你击杀了 BOSS 级怪物萨满巫师，获得5万点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黄金阶 BOSS 萨满巫师，达成首杀成就，获得幸运值+5，技能点+5，获得黄金阶随机技能宝箱。随着提示音的响起，已无生机的萨满巫师缓缓倒下。下一刻，几道金灿灿的光芒从萨满巫师的身下发出。秦风心中一喜，抬脚便把萨满巫师的尸体踹到了一旁，而后便捡起了装备。叮咚，你获得黄金阶装备萨满巫师的坠链。叮咚，你获得初级技能书幽狼召唤。叮咚，你获得黄金阶材料萨满巫师的骨牌。叮咚，你获得黄金阶随机装备宝箱。听到耳畔系统的提示音，秦风的目光瞬间便放到了刚得到的2个宝箱上。这2个宝箱，一个是黄金阶随机技能宝箱，另一个则是黄金阶随机装备宝箱。由于没有限定词缀，能不能从里面开出有用的东西，全看秦风的运气。盯着宝箱想了一会儿，秦风还是决定先把这2个宝箱打开。毕竟他之后要穿过一道传送门去挑战一个初阶副本，若是能从这2个宝箱里得到些有用的东西，那便相当于提升了他的战斗能力。心念一动，秦风的手指瞬间按向那虚拟的宝箱，开启按钮。下一刻，2道夺目的金色光芒从宝箱上透出，光芒散去之后，2个金色物品出现在了秦风的面前。叮咚，恭喜你获得黄金阶装备暗夜狩猎者的匕首。叮咚，恭喜你获得黄金阶卷轴高级刀术专精。听着这耳畔的系统提示音，秦风愣愣地看着其中一个卷轴模样的物品，这可是高级刀术专精啊，是每一个用刀的战士梦寐以求的神技。像这种等级的武器专精卷轴，一般只能在到达主城之后，通关60级以上的副本后才有机会获取到。而且武器专精卷轴的爆率极低，刷100次副本都不一定能得到一张武器专精卷轴，更别说符合自己职业的专精卷轴了。至于想靠开箱子开出这种等级的武器专精卷轴，纯粹就是在痴人说梦。想到这里，秦风一边感慨自己的好运，一边收起那暗夜狩猎者的匕首，看也不看便扔到了背包空间之中。下一刻，秦风直接将这高阶刀术专精卷轴用掉。叮咚，你使用了高级刀术专精卷轴，刀术专精自动替换为高级刀术专精。话音落地，秦风迅速点开了技能面板，查看起了新获得的技能。高级刀术专精，效果：动态视觉提升100%，神经反射速度提升100%，使用刀类武器时提供30%的增伤效果。熟练度0.10000。介绍：只有真正的刀术大师才能掌握的能力。看完高级刀术专精的介绍，秦风眸中骤然爆发出一阵夺目神光。30%的增伤效果，配合着他的10倍暴击天赋，那便能给每一次普通攻击带去将近1500点的伤害增幅。再加上其对动态视觉和神经反射速度的提升，直接就把秦风的战斗能力拔高了一整个档次。拿起斩龙之刃，秦风随意挥舞了几下，适应着高级刀术专精对自己身体的改造。片刻功夫过后，秦风完美适应了高级刀术专精。转过身子，意气风发的秦风走向那扇巨大的传送门。工具人冯果果则是强制压抑一下心中的恐惧，紧紧跟在了秦风的身后。看着面前的副本传送门，明明害怕的腿肚子都开始发抖了，但冯果果却依旧没能遏制住心底对秘境的向往。大哥哥，你是怎么知道这地堡里有秘境的啊？下意识的，冯果果问出了心中的疑问。他也不傻，看到那高大传送门的那一刹那，他便明白了。秦风之所以如此固执的前往这地堡的最底层，所图谋的肯定不只是那萨满巫师掉落的战利品，其真正目的只能是眼前的这个秘境。听着苹果果的疑问，早已在心中准备好答案的秦风一点也不慌。
他笑着回答道：“前些年我便知道了这里有个无主的秘境，只是当时没有机会拿到这秘境的控制权，成为他的主人。今天不是在河谷里见到你了吗？听你说你要找黑松露，我就想起了这位于地堡底层的秘境。”秦风这话说的半真半假，也不全是哄骗，只不过是把上辈子的经验变化成了今生的过往，把蓄谋已久的计划说成了意外相遇后的记忆回闪。对于 NPC 而言，玩家口中的副本就是他们所谓的秘境。在神域世界里存在着两种副本，第一种副本是完全解锁的，这种副本一般掌握在那些原住民势力手中，无论是玩家还是 NPC， 想要进入这种副本都需要向副本的持有者缴纳一笔价格不菲的费用。第二种副本则是处于锁定状态之中，玩家打败特定 BOSS 之后便能够进入其中挑战副本，且第一个以最高难度通关的玩家还能成为这个副本的主人，每天都能从副本里获取到一定数量的物资。眼前这个传送门所代表的副本兽人先知的计划便是后者，也是秦风今日计划之中的最后一环。听到秦风的回答，冯果果的眼睛里闪烁着贼兮兮的光芒。嘿嘿，那你不是还要谢谢我？要不是我的话，你说不定已经把这秘境给忘了。带我进去呗，其他东西我都不要，把找到的好吃的给我就行。经过此前的那一番战斗，冯果果已然完全放下了对秦风的防备之心。现在的他无比信任眼前这个看似冷漠，实则非常热心的帅气大哥哥。秦风宠溺地摸摸了冯果果的小脑袋，笑着答道：“好啊，进去之后吃的归你，用的归我。”想着秘境里的无数好处，冯果果一扫之前的怂样，果断地回答了一句：“这可是你说的呀，可不许跟我抢。进去后你跟我紧一点，太远我兼顾不到你。”冯果果小鸡啄米似的点着头，翻手就从储物装备里取出了一个空荡荡的大袋子，扛在了背上。与此同时，秦风也斩碎了笼罩在传送门之上的辉光，并将自己的手探进了传送门之中。叮咚，检测到玩家已接触到副本传送门，请选择副本难度。提示音落下，4个颜色不一的光团出现在了秦风的面前，分别对应着普通、困难、噩梦、地狱4个等级。在神域之中，每个副本都有4种不同的难度模式，越难的模式，其奖励也就越丰富。估算了一下自己的实力，秦风毫不犹豫的便选择了地狱难度。叮咚，检测到玩家已选择地狱难度模式，当前队伍人数2人，是否进入副本？立刻进入。下一刻，一道巨大的吸力从传送门之内发出，瞬间便将秦风和冯果果吸了进去。一阵天旋地转过后，秦风2人出现在了副本世界之中。这是一片燃满血与火的大地，凌乱堆放在地上的骨堆里，有无数蚊虫苍蝇啃食着腐烂不堪的碎肉。这眼前的这一幕，冯果果忍不住呕吐了起来。然而就在他矮身干呕的那一刻，一根羽箭带着破风之声直奔着他的眉心而去。小心！话音落下之际，眼疾手快的秦风将苹果果推向了一旁的空地。嗡的一声，羽箭擦着苹果果的发丝，深深扎进了大地之中。躲远一点，我去解决他们。没有时间回应冯果果感激的目光，秦风抽出斩龙之刃，如离弦之箭一般爆射而出，直奔向那放冷箭的兽人弓箭手。完成冯果果的任务之后，秦风的等级已然到达了10级。在白河愁刀鞘和动能战靴的加速之下，秦风的速度早已今非昔比。2个呼吸不到的时间，秦风便已经冲杀到了兽人堆里。霎时间，无数刀光闪动。得到了高级刀术专精之后，秦风的伤害能力进一步提升，再加上他从冯果果那里得到的100%基础攻击力增幅，直接就让他的伤害突破了1万点。一道道赤红如血的暴击伤害数据出现在了兽人们的脑袋之上：11245、11247、11268。叮咚，你击杀了精英级兽人刀斧手，获得5000点经验值，获得武器强化材料金化骨髓 X1。叮咚，你击杀了精英级兽人弓箭手，获得5000点经验值，获得武器强化材料金化骨髓 X1。叮咚，你击杀了精英级萨满巫师，获得5000点经验值，获得武器强化材料金化骨髓 X1。听着耳畔的系统提示音，秦风脸上显露出喜悦之色。第一次进入副本的奖励果然非同凡响，副本外围的兽人居然都能100%爆出金化骨髓。前一世秦风也进入过这个副本，不过那时的他并不是第一个进入这副本的人，即便他同样选择了地狱等级难度，他爆出金化骨髓的概率也比第一个吃螃蟹的那人少了将近80%。作为新手阶段最为重要的武器强化资源，金化骨髓应用范围十分的广泛，无论是什么武器都能用金化骨髓来强化。不过受制于品质原因，金化骨髓只能强化1至20级的装备，强化的上限也只能达到+5的等级。再往上的话，金化骨髓就无能为力了。不过对于现在的秦风而言，这样的强化效果已经非常不错了。想着自己的3样装备都没有经历过任何强化，秦风看向兽人战士的目光愈发灼热。只见他手起刀落，便有一个又一个的兽人惨遭毒手。在秦风惨无人道的屠戮之下，附近的兽人很快便被他给杀绝了。环顾四周，确定没有漏掉任何一个兽人过后，秦风从一处土丘后面拉出了瑟瑟发抖的冯果果，而后他便沿着记忆之中的路线，朝着副本 BOSS 所在的兽人神庙而去。前往兽人神庙的路上，秦风也遭遇过几只兽人小队的阻挡，但是在秦风高额的暴击伤害面前，这些兽人连惨叫都做不到，便倒地而亡了。一路推进之下，秦风很快就赶到了一处山坡之上。站在坡上，秦风的视线往下扫去，在山坡下方的一处空地上，秦风看到了一个古老的兽人神庙。而在这兽人神庙的周围，密密麻麻拱卫着数百头兽人战士，他们神情严肃，目光时刻注视着周遭环境，似是在守卫着什么。站在坡上，看着脚下密密麻麻的兽人战士，秦风思考起了战斗方案。按照一般情况而言，面对这种无比密集的群怪之时，最好的办法便是拉怪，不然一旦被集火，
即便是坦克，也只有倒地身亡一个下场。可拥有着高阶群攻技能的秦风却不用这么麻烦，只要给他一个合适的输出位置，他便能依靠天外飞仙强大的群体爆发能力，瞬间将所有的兽人战士清空。而经过了一番观察过后，秦风正好发现了一个这样的位置。理清了屠杀思路过后，秦风转过头对一旁的冯果果说道：“你在这儿躲好，我下去解决他们。”听到秦风的话，冯果果下意识的想反驳，想说自己的能帮忙，但当他的视线落到兽人战士那精壮无比的躯体上时，他又双弱着的怂了。好吧，八字还未出口，冯果果就看到身边的秦风直接就从山坡之上跳了下去。但无比诡异的是，秦风并没有直直落向地面，反倒是落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消失不见了。见着这一幕，冯果果顿时就慌了，但是怂的非常专业的他，还是在千钧一发之际捂住了自己的嘴，没让自己发出半点的声音。下一刻，消失的秦风突然传送到了神庙的正上方，高阶技能天外飞仙瞬间发动，一道道刀芒从半空之中直直落向下方的神庙。兽人战士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便被劈下的刀芒剁成了肉酱。天外飞仙发出的每一道刀芒都可以继承秦风60%的攻击力。得到高级刀术专精之后，秦风的每一道攻击都能再获得30%的伤害增幅，再加上斩龙之刃的40%增伤，以及第一天赋10倍暴击的高额爆伤加成，再加上冯果果提供的100%基础攻击力加成，即便是面对着有着200点高额防御能力的兽人战士，秦风的每一道刀芒的伤害也都突到了6045点。也就是说，只需要2道刀芒就可以杀死一个兽人族战士。十几秒钟过后，天外飞仙持续时间结束，秦风落到了地面之上。此时，地面上不但堆满了兽人战士们的尸体，就连那巍峨的神庙也被秦风的攻击砍成了一堆废墟。咔嚓咔嚓，一阵响动从废墟之中传来。下一刻，一个须发苍白的老年兽人从废墟之中探出了脑袋。看到这老年兽人的出现，秦风直接丢了一个探查术过去。兽人族先知 BOSS 等级10级，等阶铂金，血量50000，攻击力1352至1417，防御力300，技能闪电术、幽狼召唤、嗜血术、先祖降临、地震。介绍：兽人族的先知，为了种族的延续，他来到了这个世界。看着兽人先知高达5万点的血量，以及300点的防御能力和1300多点的攻击力，秦风第一次感觉到了一丝丝压力。不过这也不是不能打，在高级刀术专精的加持之下，秦风的神经反射速度快得惊人，再加上白河愁的刀鞘以及动能战靴的提供的30%移动速度加持，再配合着他前世无数次战斗之中磨砺出来的战斗意识，在他面前，兽人族先知就只能是个呆瓜，根本别想摸到他。秦风这般想着之时，兽人先知也从废墟之中彻底爬了出来。看着秦风，兽人先知脸上写满了怒火：“我要用你的鲜血祭奠我那死去的族人！”话音落下，兽人先知抬手便指向秦风，闪电术瞬间发动，唰的一声，一道闪电骤然显现在空气之中，宛如一条银蛇一般蜿蜒着砸向秦风。然而前世刷过无数次这个副本的秦风，却早已料到了先知的这手攻击。只见他身子骤然往左横移数步，擦着闪电的边躲了过去。Nice！ 躲过先知的攻击过后，趁着对方施法后的僵直，秦风如离弦之箭般爆射而出，冲到了先知的近前，抬手就是一刀，咔嚓，11420。不得不说，先知高额的防御力属实也算难缠，足以秒杀普通兽人战士的一刀，居然连他1/4的血条都没有打消掉。不过秦风早已预料到了这种状况，一刀不够那就再砍一刀，10刀弄不死那就砍20刀。很快先知就从施法后的僵直状态中缓了过来，但此时秦风已走到了他的身前，闪电术也起不了作用。无奈之下，先知只能放弃他的招牌技能闪电术，选择与秦风正面肉搏。然而两者的反应速度差了太多，先知那慢悠悠的攻击根本就摸不到秦风，而秦风的斩击却能实打实的砍在先知的身上。咔嚓，11428 11427 11456。听懂你的攻击触发了斩龙之刃的装备特效迟缓，持续6秒。听懂你的攻击触发了斩龙之刃的装备特效流血，持续6秒。在迟缓的作用之下，先知本就缓慢的攻击速度骤然下跌。秦风心中一喜，手中利刃逆转上，朝着先知的脖子边砍去。在神域之中，一旦命中要害是有额外的伤害加成的。不过这一击倒不是秦风贪图那点伤害加成，他想通过这一击逼出先知的保命技能先祖降临。果不其然，面对着秦风这犀利的斩击，兽人先知直接交出了自己的大招。那一刻，一道巨大的虚影从天空之中降临在了先知的身上。随着这一道虚影的降临，先知的气势陡然拔高了好几个档次，附加在先知身上的武器特效也被降临的虚影给驱散掉了。不过秦风并不慌，他早已计算好了一切。面对着先知扫来的利爪，秦风一个铁板桥便躲了过去。看着秦风暴露出来的腹部，先知眸中爆发出一阵金光。只见他举起闲置的右爪，狠狠抓向秦风毫无防御的腹部。在先知看不到的地方，秦风的嘴角幅现出一抹淡淡微笑。下一刻，他传送到了空中，趁着先知就力以去心力未生之际，发动了高阶技能天外飞仙。刷刷刷刷，无数道刀猛砸向先知毫无防备的后背，瞬间便切削掉了先知体表坚韧的毛发，狠狠砍在了先知的身体之上。4452 4457 4468，一连串的伤害数值从先知的身上跳出，狂暴的刀芒压得先知根本起不了身，更别提发动技能了。由于此时的目标仅有兽人先知一人，天外飞仙的刀芒便全部锁定在了先知身上。
在巨量刀芒的切削之下，兽人先知的血条很快就被清空了。轰隆一声，先知躯体骤然倒地，连一句退场白都没说出来，便彻底死亡了。恰在此时，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在秦风耳边响了起来：叮咚，你击杀了铂金级 BOSS 兽人族先知，成功通关了地狱级难度副本兽人先知的计划，达成当前副本首次通关成就。叮咚，检测到玩家已达成地狱级难度副本兽人先知的计划首次通关成就，特别奖励完美级精华骨髓1枚，奖励技能点10点。叮咚，华夏通告，玩家天意首次成功通关地狱级难度副本兽人先知的计划，当前通关时间8分46秒，成功占据副本通关排行榜第1，成功成为该副本掌控者。玩家天意每日均可从本副本中领取固定收益完美级精华骨髓1枚。叮咚，华夏通告，新手副本兽人先知的计划已解锁，地图坐标 033.148，所有玩家均可前往副本进行挑战。若玩家等级低于10级，且挑战难度为地狱难度，即可获得与玩家天意争夺副本掌控权的机会。通关时长低于8分46秒，即自动成为该副本掌控者。听到这连续2道系统通告之声，所有华夏大区的玩家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愣愣地抬头望向四周。我靠，这游戏不是才刚开服吗？怎么就有人已经打穿了副本了呀？我刚才查了，这可是10级的副本呀，我现在才1级，居然就有大佬通关了10级的副本，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有这么大吗？每天都能获得完美级精华骨髓，我羡慕了呀。不行，我要去挑战，我也要选择地狱难度。有没有尿黄的兄弟？楼上这位犯病了，谁来咨询他？ NMSL 陌生人，我不接受。2道公告让整个华夏大区的世界频道瞬间热闹了起来。所有看到这2条公告的玩家都炸锅了，没有一个人不羡慕秦风在副本中获得的奖励。众所周知，装备强化资源在任何升级游戏之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同样等级的装备，经过强化和没有强化的完全就是云泥之别。但强化也是有风险的，而且越到高阶，这种风险就会越大。但是在有了完美级精华骨髓之后，这种风险却会被驱避掉，因为完美级精华骨髓能够为1至20级的装备提供100%的强化成功率。最为气人的是，如果说秦风得到的这些奖励是一次性的也就罢了，可他偏偏拿到的是每日固定收益，每天都能从这个副本最终得到1枚完美级精华骨髓，这又如何能让其他玩家们不眼红不嫉妒？不过此时的秦风并没有在意世界频道之中玩家们的议论，他的注意力早已被兽人先知爆出来的装备吸引了过去。叮咚，你获得了技能书闪电术。叮咚，你获得了技能书嗜血术。叮咚，你获得了血统类物品远古兽人血统。叮咚，你获得精华骨髓1枚。叮咚，你获得装备兽人族先知的坠炼。叮咚，你获得了10枚金币。看了一眼本次获得的战利品，简单查看了2本技能书的信息介绍之后，秦风便将其扔进了系统背包之中。至于血统类物品远古兽人血统，秦风更是看都没看，便扔进了系统背包中。对秦风来说，他最看不上的便是什么血统改造类的东西。他一直为自己是个人类而感到自豪。处理完这几件用不着的战利品之后，秦风将视线扫向了那件通用装备兽人先知的坠炼。兽人先知的坠炼，等级10，等阶铂金，攻击力235-346，装备特性：1. 力量加30，智力加60，敏捷加30，体质加30。2. 驱散携带者身上的异常状态，冷却时间60s。3. 提升100%的冥想效率，耐久1000-1000。限制通用类装备。介绍：初代兽人先知流传下来的物品，其内蕴含着巨大的魔力。看完这件装备的介绍，一抹难以去除的喜悦之色出现在了秦风的脸上。最低235点的攻击力，配合上秦风的10倍爆伤以及2层增伤效果，仅仅是这一点便能给秦风带去3995点的面板伤害。即便是面对着先知这种拥有高额防御能力的魔物，这200多点的基础攻击力加成也能让秦风多打出1000多点的伤害。除开基础攻击力上的提升，这件装备对于属性的提升也是非常巨大的。30的力量值提升就不用说了，力量作为秦风的主属性，对秦风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60点的智力提升，给秦风带去的蓝量增幅高达1200点，足够秦风是放出12次天外飞仙。30点的敏捷属性也是很高的增幅，敏捷属性直接和移动速度、攻击速度挂钩，能直接影响到秦风的战斗能力。体质那就更不用说了，30点体质为秦风增加的体力，能让秦风的连续作战能力翻上1倍。更为重要的是，这件装备还能主动驱散异常状态，弥补了秦风当前韧性较低的短板。一念及此，秦风直接将这件装备装备在了自己身上，感受着身体之中的变化，秦风舒服地伸了个懒腰，随之便准备离开副本。然而恰在此时，他却看到冯果果黑着一张脸走了过来，看着身旁气鼓鼓、一言不发的冯果果，秦风有些疑惑，他不清楚自己哪里得罪了这 NPC， 居然让他如此的生气。你怎么了？为了保住自己在冯果果心中的友好形象，秦风矮下身子，温声问道。听到秦风的问话，冯果果啪的一声就把脑袋别了过去，用后脑勺对着秦风，直接就给秦风整笑了。不过秦风也没打算惯着冯果果，他站起身子就往外走去。听到背后渐行渐远的脚步声，胆小的冯果果当时就憋不住了。这里可是秘境啊，谁知道这里面还有没被杀死兽人？秦风要是就这么离开了，他可就危险了。哼，就知道欺负我！冯果果收起空荡荡的袋子，快步追到了秦风的身边。和秦风一前一后走了一会儿之后，冯果果害怕再度被秦风抛下，只好大着胆子伸手捏住了秦风的一截袖子。感受到袖口上传来的微弱力道，秦风偏过脑袋看向冯果果。
此时的冯果果虽然用手牵着他的袖子，但是却把脑袋别向了另一边，模样可爱至极。秦风淡淡笑着，将平果果生气的原因猜了个8、9不离10。爪子张开。凭啥？我跟你说，你别想撇下我，让你张开就张开，哪儿那么多废话？秦风拔高声量，恐吓道。哦，冯果果委屈巴巴地松开了小手。让你张开爪子，不是让你松开。干嘛？冯果果疑惑地摊开小手，才上脸的失望又被期望所取代。啪嗒一声，一块烤肉排被秦风拍到了冯果果的小手上。看到手中的肉排，冯果果眼睛都直了，也不顾淑女形象，抱着肉排就开啃。啃完手里的烤肉排，冯果果伸出油乎乎的脏手，在秦风衣摆上蹭了蹭。你真好。我好，你还拿我衣服擦手。哼，刚才为什么黑着个脸说？哼，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很快两人就走回了传送门，走出了副本，穿过了地堡，回到了地面，穿行于河谷密林之中。走着走着，林中突然出现了一条能容纳两人并行的小道。沿着小道，两人继续前行，不一会儿功夫，两人便来到了一座被烟熏的脏兮兮的木屋之前。老师，我回来了。走进木屋之后，冯果果就跟献宝似的，从储物装备里掏出了他那个标志性的大袋子，扛在了背上。怎么这么晚才回来？饿死老娘了！随着一道彪悍的嗓音响起，一个身段无比动人的妙龄女子从木屋之中走了出来。女子的脸上沾着煤灰，被烟熏的难受的眼睛半眯着，但即便就是这般狼狈模样，也难以掩盖住她那绝代无双的容颜。你个没良心的，你不知道老娘我不会！暴躁的责骂声戛然而止，无他，只因为冯果果身边还站着另外的人。林初雪连连咳嗽，借机重新调整语言。果果，这位是……哦，他叫秦风，是个好人，不光救了我，还帮我找了这么多的黑松露，都快把这袋子装满了。冯果果掂了掂背上的大袋子，炫耀道。话音落下，林初雪的眼睛就是一亮，快步走到冯果果身边，打开袋子就往里钻。看到这一幕，秦风总算想起了冯果果那嘴馋的德性是跟谁学的了。查看完袋子里的东西之后，林初雪满意的从袋子里钻了出来，笑眯眯的走到了秦风的跟前，拍着秦风肩膀道：小伙子，你很不错，是个好人。老师，你也这么觉得吗？见自己的朋友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冯果果喜笑颜开，走到林初雪身边，夸耀起了秦风。老师，我跟你说哦，这大哥哥不仅人好，一手刀术也是强的不得了，刷刷刷几刀就把只有的狼给砍了。后来我们去了。冯果果絮絮叨叨的跟林初雪讲着刚才发生的种种。林初雪一惊一乍的配合着，时不时还替冯果果鼓掌叫好。看着两人融洽的东拉西扯着，秦风既感到无奈，又觉着有些暖心。许久过后，林初雪从冯果果口中了解清楚了所有因果。她转过身子，面朝着秦风说道：你救了我徒弟，还帮我们弄回来这么多吃的，我也没啥好送你的，这东西你拿着，就当是我给你的谢礼了。啪的一声，林初雪变出一本金色的技能书，径直就丢到了秦风的怀中。下一刻，一道机械提示音在秦风耳畔响起：叮咚，你获得 NPC 林初雪的赠礼高阶技能书幻影替身。看着这本技能书，虽说早就有所准备，但秦风依旧难掩心中欢喜。幻影替身是个非常强悍的技能，不但能制造出一个完美替身，还能在释放之时驱散所有的异常状态，可谓是高压环境下的翻盘神技。拿到技能书后，秦风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将技能书收到系统背包之中，而是笑着向林初雪致谢并辞行。多谢阁下，果果我已经送回来了，我也就不便多做打扰。这么急吗？冯果果脸上写满了不舍。我要去往枫叶城了，这事儿已经拖了很久了，不能再等了。话音落下，一旁的林初雪突然开口了：枫叶城，你是想去那儿锤炼你的刀术？是的，那里有很多的刀术大师，我想到那里学习。按照这记忆之中的剧情走法，秦风照本宣科回答道：不错的想法，这东西你拿着，到了枫叶城后，拿着它去找一个叫陈阳刀客，见到这东西后他会帮你的。谢谢。接过林初雪丢来的小雕像，秦风道了声谢，便离开了木屋，赶往了枫叶城。现在的他已经10级了，必须要在主城转职了之后才能继续升级。离开林中小屋之后，秦风沿着记忆之中的路线奔向新手村。想要前往主城枫叶城，就必须要通过新手村村长来开启传送阵。一边走着，秦风一边打开背包，取出了幻影替身技能书，直接选择了学习。学会了这个高阶技能之后，秦风打开技能面板查看了起来。幻影替身，等级1级，技能效果：1. 传送至方圆100米之内的任何一个地点，并在原地留下幻影替身，替身会模拟本体的动作，伤害为本体的10%。2. 开启瞬间驱散所有异常状态，蓝耗50点，熟练度01000，冷却时间8秒。介绍：幻术大师克莱恩的招牌技能，用好它，你会成为下一段传奇。看完幻影替身的技能介绍之后，秦风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技能的等级提升到10级。经过河谷、地堡以及副本中的战斗过后，秦风已经攒下了16个技能点，其中1个是森林巨猿给他贡献的，5个是 BOSS 级魔物萨满巫师给他贡献的，剩下的10个技能点则来自于副本 BOSS 兽人族先知。现在的秦风已经到达了10级了，他想把这些技能点留到转职过后再来使用。作为华夏大区之中等级最高的玩家，秦风毫无疑问会是第一个走进主城的人。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会达成首个到达主城的成就。如果秦风的记忆没有出问题的话，得到了这个成就过后，他就能成为全服唯一一个能转职隐藏职业的玩家，并从隐藏职业的技能池里抽取一个技能作为奖励。想到这里，秦风关闭了技能查看界面，加速朝着新手村而去。10几分钟过后，秦风便回到了新手村，来到了村长的家。此时，
新手村村长身边早已围满了无数的玩家，这些玩家的等级都很低，最高的也只有2级。他们拥挤着，推搡着，闹哄哄响成一片，祈求着村长给他们派发任务。村长大人，我杀史莱姆可牛逼了，村口的史莱姆你就交给我吧。村长，他不行，你看我这身肌肉是不是很有安全感？村长，我求你了，你就给个任务吧，我不挑，只要是任务就行。看着眼前闹哄哄的新人玩家们，秦风老老实实排着队，并没有和玩家争抢的意思。借助前世的记忆，秦风升级的速度比之一般玩家快乐100倍还不止。排队的这点时间，根本不可能让人在他之前达成首个到达主城的成就。在此情况之下，秦风也不差这点排队的时间。然而，秦风没想到的是，他虽然不着急，但是见到他的村长却是无比的激动。当村长发现了秦风之后，他却推开了围在了他身边向他讨要任务的玩家，一脸谄媚的走到了秦风的面前。是天意先生吗？我早就听过无数次先生的大名了，没想到近日一见，先生风采更甚传闻啊！此话一出，被村长推开的玩家们纷纷惊掉了下巴。这人是谁啊？这老头对我们爱答不理的，为啥对他却如此谄媚？我靠！我查了下这位大佬的信息，这不就是之前全服通道里提到的那个天意大佬吗？是那个第一天就通关了新手村副本的天意大佬吗？他都能通过那种副本了，没必要再到村长这里接任务了呀！玩家们喧闹的议论着的同时，谄媚的村长也开了口：“尊敬的天意先生，请问您找小老头我是有什么事儿吗？”看着村长的这副模样，秦风知道这是他那高的吓人的声望只起了作用。我要前往主城，想请村长你帮我打开传送阵。好的，天意先生，能为你服务是小老头的荣幸。说完这句话之后，村长便屁颠屁颠的跑向村头的传送阵，丝毫不理会围在他身边的新手玩家们的心情。很快，开启了传送阵的村长便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一个印着绚烂花纹的令牌。尊敬的天意先生，这个就是主城的传送令牌了。小老头，我也不知道您想要去的是哪一座主城，所以就擅作主张，替您取来了一块能前往所有主城的传送令牌，希望您旅途愉快。秦风淡淡点头，伸手将村长手中的令牌取了过来。叮咚，你获得了高级传送令牌，可凭借此令牌开启村口传送阵，前往任意一座主城。听着脑海之中响起的这一道系统提示音，秦风收起令牌，便向村口的传送阵走去。很快，秦风便来到了传送阵前，传送令牌爆发出金光，一个主城选择面板便出现在了秦风的面前。岭东城，岭东帝国；枫叶城，枫叶帝国；风暴城，风暴帝国；赤炎城，赤炎帝国；银月城，银月帝国。看着出现在面前的这5个选项，秦风根本就没有多想，瞬间便选择了枫叶城。在神域之中，这5大主城代表了5个大帝国，每一个帝国都在这片大陆之上占据着幅员辽阔的土地，拥有着极其庞大的势力。选择了主城之后，玩家就会被打上其中一个势力的标签。在游戏后期的国战之中，玩家更是会根据所属国家获得相应的国战任务。银月帝国是精灵族建立的帝国，比较适合弓箭手；岭东帝国则是机械师和冰属性魔法师的天堂。而作为一名战士、一名刀客，武德最为充沛的枫叶帝国便成为了秦风的首选目标。而且在秦风前世的记忆之中，枫叶帝国将成为5国混战的最终胜利者，整片大陆终将被枫叶帝国所统一。提前加入枫叶帝国，就能提前布局，早一点踏入枫叶帝国的高层，在之后的利益分配之中获得到最大的收益。想到这里，秦风毫不犹豫的便在确定提示音响起的那一刹那，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叮咚，是否确定选择枫叶城作为主城？提示：一旦确定，便无法更改。确定。秦风话音落下，一道白光泛起，秦风瞬间遁入时空裂隙之中。下一刻，秦风睁眼，他出现在了枫叶城之中。枫叶城，一个俊朗无比的年轻人刚从传送阵之中走出，一道系统公告便在世界频道之中响起来了。叮咚，检测到玩家天意已传送到主城枫叶城，达成首位主城玩家成就，获得10点技能点，获得20点自由属性点。随着这一道通告的播放，整个华夏大区的所有玩家瞬间就沸腾了。我靠，我看到了什么？这是真的吗？不可能吧？不是说要等级到达10级，声望值突破5000点才可以前往主城吗？游戏这才开服几个小时，这天意是怎么做到的呀？这人不会是开了什么外挂吧？顶风作案了属于是。天意这 ID 怎么这么眼熟呢？我想起来了，这不是之前通关了新手副本的那位大佬吗？我靠，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难怪啊！开班了，开班了！星辰公会开班，会长星辰现身说法，给大家解析天意大佬的升级之路。世界频道里，无数玩家激烈的讨论着。然而，作为主人公的秦风却被一道在他耳畔响起的提示音给吸引了注意力。叮咚，检测到玩家天意达成了首位主城玩家成就，特奖励隐藏职业转职书 X1。听到这声系统提示音，秦风的嘴角显露出一抹轻松的笑容。达成首位主城玩家成就，就能获得隐藏职业转职机会的这个秘密，还是秦风前世从那位人族叛徒嘴里听来的。这一世得益于他抽取到的 SSS 级天赋，以及他超越了其他人太多的经验，秦风成功截获了这份机缘，成功成为了全球唯一获得隐藏职业的玩家。想到这里，秦风从系统背包之中取出了那份外表平平无奇，但内里却蕴含着无数玄机的隐藏之源转职书。而后，秦风也不多停留，径直就走出了传送点，直奔着枫叶城转职所而去。很快，秦风便进入了专职所之中。刚一走进专职所的大门，一个穿着旗袍的女秘书扭着细腰便走到了秦风的面前。你好，我是专职所的工作人员，你可以叫我阿曼达，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我需要使用转职舱。好的，先生，请问您是什么职业呢？战士。好的，先生，您跟我来。在阿曼达的带领之下，秦风很快便来到了专职所里，专供战士职业转职的区域。打开专职舱，阿曼达半弯着腰，做出了个请的手势，邀请着秦风往里进。秦风也不推辞，径直便走进了转职舱之中。啪嗒一声，舱门被阿曼达关闭。一股记忆之中的感觉自秦风身体之上蔓延开来。叮咚，检测到玩家天意持有隐藏职业转职书，是否立刻使用？使用。叮咚，如您所愿。感受着身体上传来的暖暖的、温热的、无比舒畅的感觉，秦风舒服的差点叫出了声。下一刻，一道更为浓烈的温热感袭来。秦风面前出现了一个虚拟的金色轮盘，轮盘滴溜溜的开始旋转，最终指针缓缓停在了一片赤红如血的区域。叮咚，恭喜您成功转职战士隐藏职业猩红收割者。叮咚，你获得10点技能点，10点自由属性点。叮咚，你获得属性点重置机会1次，已重置。叮咚，您获得职业专属被动技能猩红之刃。叮咚，你获得职业专属主动技能猩红标记。叮咚，您获得职业专属主动技能暴血。听着耳畔响起的一连串机械提示音，秦风查看起了新职业和新收获的技能。猩红收割者，唯一隐藏职业，等级 SSSS， 唯一 SSSS 职业。效果：1. 每提升1级，提供20点自由属性点。2. 每提升1级，需要1000%的经验值。3. 后续转职无需转职书，自动转职为上位职业。4. 每次转职成功，自动重置上一阶段所获得的所有自由属性点。介绍：登神之路将以累累白骨铺就。看完猩红收割者的简介之后，秦风满足的笑了笑。别的职业2转之后，每升1级只能获得10点的经验值，到他这里直接就翻了2倍。虽然这2倍的属性提升需要10倍经验值，不过对于秦风而言，10倍的经验值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在他的脑子里装的有整个游戏所有的隐藏任务，靠着这些隐藏任务，别说是10倍的经验值，就算是100倍的经验值，秦风也不会有半点的压力。更为重要的是，获得这个2转职业之后，后续的转职技能书都不需要秦风操心了，只要等级够了，他就能转职成为上位职业。看完了猩红收割者的信息之后，秦风又看向了新获得的3个转职技能。猩红之刃，等级1级，技能效果：凝聚鲜血，汇聚成猩红之刃，每柄猩红之刃伤害为角色攻击力的10%，最多凝聚10把。蓝耗100点，熟练度01000，冷却时间45秒。介绍：猩红的利刃足以切断世间一切。猩红标记，等级1，技能效果：释放出一枚猩红标记，攻击标记目标时获得20%的增伤效果，标记不可叠加，持续时间12秒。蓝耗100点，熟练度01000，冷却时间6。介绍：没有人可以逃避猩红暴血，等级 Max 加。技能效果：燃烧当前一半的生命值，获得100%的全属性增幅，可叠加9次，持续30分钟。暴血结束后进入虚弱期，虚弱期12小时，可通过再度暴血解除。消耗一半当前生命值。熟练度01000，冷却时间5。介绍：被诅咒的秘术，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使用它。看完这3个技能的介绍之后，秦风心情畅快无比。这3个技能都是堪称神级的技能，其中最为牛逼的自然是第3个技能暴血，每度暴血都能为秦风带去100%全属性提升，还能够连续9度暴血。也就是说，秦风全力催动这个技能，能够获得2的9次方次方的增幅。要知道，秦风本身的属性获取数量就是普通玩家的2倍，再加上9度暴血之后的巨幅增强，他在20级之时便能拥有其他人90级都不一定能达到的战力。更为可怕的是，随着秦风等级的提升，他的天赋还会逐渐解锁。一旦让秦风升级到了90级，解锁了绝对无敌天赋过后，这个技能的真正威力才会彻底显露出来。试想一下，瞬间开启9度暴血，获得512倍的全属性增幅，持续30分钟。与此同时，再开启第9天赋绝对无敌，获得绝对伤害免疫能力，持续30分钟。2个巨大的增益之下，试问这世间还有什么可以阻挡得了秦风？除去暴血这个堪称逆天的技能之外，秦风获得的另外2个技能也是相当不错的。猩红标记能够给秦风提供20%的增伤效果，仅只配合着秦风的第1天赋10倍暴击，便能够为秦风带去12倍于面板攻击力的伤害值。而且随着猩红标记等级的提升，这个增伤效果还会继续增强。猩红之刃也是一个非常强力的技能，特别适合群体战斗，大大弥补了群战层面秦风只能靠天外飞仙打伤害的局面。除去这3个技能之外，这一次的转职还为秦风带来了20个自由属性点，以及10个技能属性点，还有1次属性点重置的机会。从1级升到10级，等级增长一共给秦风带去了，秦风一共获得了45个基础属性点。首位主城玩家成就为他带去了20个自用属性点以及10个技能点。完成转职过后，他又获得了10个自由属性点以及10个技能点，再加上秦风此前攒下来的16个技能点，秦风的自由属性点便达到了75个，技能点也来到了36个。想着自己还有这么多的属性点和技能点没有动用，秦风立刻打开了自己的面板，将这些能大大增强他战斗能力的资源全部使用了出去。属性点方面，秦风加了30点力量，15点敏捷，15点智力，10体质。技能点方面，由于秦风只有可以加点的技能，外加上天外飞仙已经到达了6级了，把3个技能全部加满之后，秦风还剩下了12个技能点。加完点后，秦风打开了自己的面板，
查看了起来。天意，职业战士猩红收割者，等级10，血量4000/4000，蓝粮1600/1600，物理魔法攻击力945，左圆括号260+450，斩龙之刃+235，兽人先知的坠炼，防御104，力量40+160，斩龙之刃+30，兽人先知的坠炼，智力20+60，兽人先知的坠炼，体质19+30，兽人先知的坠炼，敏捷22+30，兽人先知的坠炼，幸运5，暴击率100%，天赋10倍暴击，暴击伤害1000%，天赋10倍暴击，属性点0，技能点12，天赋已激活10倍暴击，未激活10倍攻速，无限火力，无限成长，绝对抗性，弑神之力，强制奴役，命运主宰，绝对无敌，时间逆流。技能天外飞仙，等级10，技能效果传送至空中，攻速提升280%，持续发动斩击，造成范围伤害，伤害范围300码，每到斩击伤害值，使用者攻击力的100%，蓝耗200点，熟练度01000，冷却45秒。介绍大剑士白河愁的成名绝技幻影替身，等级10级，技能效果1，传送至方圆100米之内的任何一个地点，并在原地留下幻影替身，替身会模拟本体的动作，伤害为本体的100%，替身持续时间为30秒。2，开启瞬间驱散所有异常状态，蓝耗100点，熟练度01000，冷却时间45秒。介绍幻术大师克莱恩的招牌技能，用好它，你会成为下一段传奇。猩红之刃，等级10级，技能效果凝聚鲜血，汇聚成猩红之刃，每柄猩红之刃伤害为角色攻击力的100%，最多凝聚100把，持续30秒。蓝耗200点，熟练度01000，冷却时间45秒。介绍猩红收割者塔玛西的招牌技能，曾无数人惨死在猩红之刃下。猩红标记，等级10级，技能效果释放出一枚猩红标记，攻击标记目标时获得200%的增伤效果，标记不可叠加，持续时间12秒。蓝耗100点，熟练度01000，冷却时间5。介绍没有人可以逃避猩红暴血，等级 Max， 技能效果燃烧当前一半的生命值，获得100%的全属性增幅，可叠加9次，持续30分钟。暴血结束后进入虚弱期，虚弱期12小时，可通过再度暴血解除，消耗一半当前生命值，熟练度01000，冷却时间5。介绍被诅咒的秘术，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使用它。武器专精，高级刀术专精，效果使用刀类武器之时，伤害额外增加30%。已装备武器斩龙之刃，兽人先知的坠炼，白河愁的刀鞘，动能战靴。背包隐匿披风，暗夜狩猎者的匕首，29枚龙息结晶，11枚完美级金化骨髓，476枚金化骨髓，193枚金币，2936枚银币。查看完自己的面板之后，秦风满意的笑了笑，这堪称恐怖的面板，证明了秦风此前的所有努力并没有白费。不过此时的秦风距离此阶段的完全体依然有着一定的距离，因为他还没有把他获得的那些资源全部变现，他的斩龙之刃还没有晋升。想着自己背包里的那29枚龙息结晶，秦风也不再耽搁时间，沿着记忆之中的路线便朝城中的米特尔拍卖场而去。米特尔拍卖场是枫叶城乃至整个枫叶国最大的拍卖场。据枫叶国俗语，只要你足够有钱，就可以在米特尔拍卖场买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对于这句明显夸张的话，秦风并没有完全相信，但是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米特尔拍卖场的巨大实力。在前去米特尔拍卖场的路上，秦风想好了计划，他准备他身上所有的龙息结晶全部卖掉，按照一颗龙息结晶1亿金币的市场价格，他仅凭龙息结晶便能换回29亿的金币。此外，他打出来的那些装备和材料，他也是要卖的。不过这些东西和龙息结晶比起来，价格就要低了很多。除去他强化斩龙之刃所需的金化骨髓之外，这些材料和武器大概能为秦风换回1000多万的金币。这些金币看起来很多，足够让全华夏服务器的玩家惊掉自己的下巴。但是对于秦风要买的东西而言，这些钱却显得非常捉襟见肘，甚至还有可能不够。斩龙之刃现在是黄金阶位，秦风想趁着几天后那1年1度的拍卖会，为斩龙之刃买一点饲料，一举把斩龙之刃喂养到钻石阶位。这就需要10把白金阶位的武器，以及10把钻石阶位的武器。白金阶位的武器价格相对较低，1把的价格也就在5000万金币左右。但是钻石级武器的价格可就贵得吓人了，便宜一点的1个亿，贵一点的轻轻松松就能突破3个亿，而且还有价无市。不过幸好的是，斩龙之刃并不挑嘴，只要是相应阶位的武器，他就能吃。若如不然，恐怕把秦风卖了，他估计也养不起这能把山都吃空的斩龙之刃。想着想着，秦风就来到了米特尔拍卖场。此时已经有许许多多的 NPC 聚集在拍卖场的门前，他们热络地聊着天，说出了不少的情报。嘿，你知道吗？因为一个大人物回来了，米特尔拍卖场要提前举行拍卖会了，时间就在3天之后。咋没听说啊？这事儿不早就传开了吗？据说是那位回来了，想为他的小徒弟买些装备。是啊是啊，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小姑娘居然有这等福分，能够拜在那位的门下，还成了他的关门弟子。我听说啊，你们可千万别外传，据说前些年帝国皇帝2皇子想拜那位为师，那位都没答应。啧，别说那位的事儿了，
这一次来的大人物可不止一个，地窟军团长隆德施泰德、北境大公贝肯、阿索斯，听说都要来。你们知道为啥不？为啥呀？哼，还不是为了那件压轴的宝贝。据说啊，那可是一件史诗级的装备，据说还是无职业限制的那种。无职业限制？这么恐怖的吗？不过说实在的，那种装备也和我们没啥关系。我这次来就想捡点小漏。就听到四周 NPC 的对话，秦风的眉头瞬间就拧成了一团。作为整个枫叶帝国最大的拍卖场，米特尔拍卖场的拍卖会都是定期举行的，基本上不会有任何的时间变化。然而这一次，秦风居然在 NPC 嘴里听到拍卖会要提前开始，还是因为一个大人物，这就非常的不符合常理。大人物要来，拍卖会提前开始，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件事儿？大人物，小姑娘，关门弟子，拍卖会提前，等等，难道是他？秦风暗自思忖着，陡然间一段记忆在他脑海之中闪过，他回想起了一个被他忽略了的细节。潜意识里，在完成冯果果的黑松露过后，秦风就升到了10级，来到了主城。然而就在他来到主城后不久，游戏论坛上出现了一个提问，说是密林小屋里的师徒2人消失不见了。看到这个提问之时，秦风也有些懵，他还未见过这种会乱跑的 NPC。直到后来看了一段全服通告后，秦风这才知道是有人在密林之中救了冯果果，才使得那师徒2人离开了林中小屋，回到了枫叶城，开启了下一段隐藏任务。当时那通告之中的奖励，秦风还很羡慕那个救了冯果果的人，而这一世，秦风却取代了那个人，拿到了下一段隐藏任务的契机。想到这里，秦风因剧情失控而暂时消失的自信又回来了。由于那个隐藏任务开启的时间还早，暗自在心中加深了一下对此事的记忆之后，秦风便将注意力的重点放到了拍卖会上。对于玩家而言，拍卖会是整个游戏之中最大的捡漏机会，没有之一。相比于 NPC 而言，玩家们人均拥有着一个作弊神器——探查之眼，只要轻轻一扫，无论什么无法鉴定的宝贝，都会在玩家眼中暴露出所有的信息。拥有了斩龙之刃这个吞金大户之后，秦风依然没有心思再培养任何其他的武器，但是这却并不妨碍秦风用探查之眼来赚钱。不过想要进入拍卖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像米特尔这种全大陆都闻名的拍卖场的门槛更是高的出奇，需要至少500万以上的身价才有资格在拍卖场里拿到一个席位，还是边角上的那种。不过秦风并不担心这个，买东西要门槛，但卖东西可就不需要了，只需他拿出一个龙息结晶，拍卖场里那些势利的商人就会恭恭敬敬地把他请进去，求着他把这稀罕物件交给他们去拍卖。想到这里，秦风整了整衣冠，大踏步的便朝拍卖场大门而去。穿过无人看守的大门，秦风放缓了脚步，等待着迎接人员。没让他等多久，一个妙龄女子踩着猫步便走到了秦风的面前。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女子的声音很轻柔，配合着她那一身纤薄的衣衫，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不过秦风定力十足，并没有被这点小招数迷了眼，只听他淡淡开口道：我想要出售一点东西，听说米特尔拍卖场是整个枫叶国最为公正的拍卖场所，所以我找到了你们。引导小姐也是个人精，一听秦风这话，她就明白这次来的是大生意。引导小姐微微一欠身，淡笑着对秦风说道：先生，请随我过来。说完，引导小姐便挪着莲步带路走在前方。秦风淡淡一笑，迈开步子跟在了后面。走着走着，引导小姐找了个时机，不着痕迹地开口道：先生，您这次是要拍卖什么东西呢？方便说的话，小莲可以帮你找相应的鉴定师。我卖的是一种较为罕见的材料，用作武器强化用途的。此话一出，引导小姐的眉毛微不可察地挑了挑，而后她脚下的步子也缓缓变了方向。过了片刻，在引导小姐的带领之下，秦风来到了一个装潢无比奢华的屋子里。欧拉大师，这位客人想拍卖一些稀有的武器强化材料，需要您帮忙鉴定。进门之后，引导小姐开门见山，直接向屋子里的男人说明了秦风的来意。哦，这位客人，可以把你要鉴定的东西给我看看吗？看着眼前这个熟悉的男人，秦风淡笑着从兜里掏出了一颗早已准备好的龙息结晶，交到了对方的手中。在前世里，秦风就和眼前这个名叫欧拉的鉴定师打过多次交道，无比清楚此人在米特尔家族之中的地位。如今自己的龙息结晶被他鉴定，秦风也算较为放心。接过秦风手中递来的龙息结晶，起初的时候，欧拉的脸色还很平常。然而，直到他看清了手中的物件之后，氧气功夫极深的他也是忍不住抽了抽嘴角。龙息结晶，居然是龙息结晶！抚摸着手中的龙息结晶，欧拉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陶醉之色。在神域世界之中，龙族早已绝迹多年了，也正是因此，龙息结晶也就成了绝版的宝物，用一个就少一个，其价格也随着数量的不断减少，而疯狂攀升。到了现在，一颗龙息结晶的价值便能达到1个亿金币。当然，如果仅仅只是一颗龙息结晶，也不至于让闻名整个大陆的鉴定大师欧拉如此的失态。关键在于，每次龙息结晶的出现都不是单个的，而是成批的。为了确定一下自己心中的猜想，欧拉强自压制下心中的激动，开口道：先生，像这样的龙息结晶，你手中还有吗？听着欧拉的问话，又看了看欧拉脸上那毫不遮掩的激动，秦风明白自己这次找对人了。也不多话，秦风直接将手中剩下的28颗龙息结晶全部给取了出来，放到了欧拉面前的桌子上。看着面前堆得高高的龙息结晶，欧拉再也压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大声叫了出来：足足有29颗龙息结晶，居然有这么多！小莲，快去通知大小姐，快让大小姐到这儿来。引导小姐小莲虽然不清楚龙息结晶的价值，但是看到欧拉脸上的表情，她也明白了这一次的交易绝非凡俗。
来不及欠身施礼，小莲踩着高跟鞋，小跑着便冲出了房间，消失在了视野的死角之中。先生，你上座。欧拉扯开主位对面的凳子，邀请秦风坐了下来。等秦风坐下之后，欧拉再度开口，询问起了秦风姓名。先生，敢问尊姓大名？免尊，叫我天意就行。听到秦风的回答过后，欧拉微微点了点头，而后他转身走向了一旁的储物架，取下了一罐无比名贵的茶叶，亲手给秦风沏上了一壶茶。由于龙息结晶的原因，即便此时的欧拉已然看出秦风的实力极其的低微，但他依旧不敢怠慢半分。在欧拉的印象之中，龙息结晶这种东西只会在黑渊那种极度危险的地方才会有少量的留存，别的地方的龙息结晶早就被五大帝国里的各大势力给开采完了。眼前这个年轻人既然能带来这么多的龙息结晶，那就意味着在这位年轻人的背后存在着一股可以进入黑渊深处并安全返回的势力，而且在那个不知名的势力之中，这个年轻人的身份还极其的尊贵。很快，在小莲的带领之下，米特尔家族大小姐海瑟薇便来到了鉴定室之中。天意先生，这是我们米特尔家族的大小姐，你的这些龙息结晶过于珍贵，我做不了主，所以就把大小姐请了过来，她会负责跟你确定后续的手续问题。说完这句话之后，欧拉便退出了房间，轻轻为两人关上了大门。作为米特尔家族最优秀的继承人，海瑟薇是个能力很强的女人，从欧拉出门的动作里，她已然看出了欧拉对秦风的重视。要知道，眼前这些龙息结晶虽然珍贵无比，但还没有珍贵到让米特尔家族首席鉴定大师欧拉都做不了主的程度。能让欧拉做出这般举动，那便意味着在欧拉看来，眼前这个年轻人具有着极大的投资价值。想清楚各中关节之后，海瑟薇淡笑着从兜里掏出了一张黑卡，得到了秦风的手中。天意先生，感谢你能选择我们米特尔拍卖场，作为回报，我想把这张黑卡送给您。以后您只要拿着这张黑卡，便能以7折的价格在米特尔拍卖场购买任何您需要的物品。看着海瑟薇递来的黑卡，秦风淡笑着接了过来。作为众生者，作为神域游戏的玩家，秦风所拥有的知识储量远超过这些 NPC。他明白自己因为这些龙息结晶被米特尔拍卖场的人当做了某个大势力的代言人。对此，秦风并没有解释什么，因为这张黑卡本就是他此行的目的之一。不愧是能隐藏势力派出来的代言人，这般风度绝不是一些宵小之徒可以伪装得出的。见秦风一脸平淡地收下了黑卡，海瑟薇心中大定，随即淡笑着开口道：天意先生，针对您想要售卖的这些龙息结晶，我能给你提供2种出售方案。第一种方案，您可以直接把这些龙息结晶卖给我们，我们会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给您提供20%的溢价。至于这第2种方案，那便是将这些龙息结晶作为拍卖品，在3天后的那场拍卖会中进行拍卖。您看哪一种方式更合您心意呢？听到这里，秦风略作思索之后便答复道：参加拍卖会吧。说实话，在听到海瑟薇提出的第1种方案之时，秦风着实有些心动。直接卖给米特尔拍卖场，不仅能给他省下大量的时间，还能得到20%的市场溢价。按照龙息结晶的市场价格来算，这一笔交易便能给秦风带去35亿金币的收益。不过秦风并没有占这个便宜。俗话说得好，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世界上最不好还的债便是人情债，秦风可不想这么早就欠下米特尔拍卖场的人情。再者说，3天之后的那场拍卖会将会有许多枫叶帝国大佬参加，以这些大佬出手的阔绰程度，拍卖给秦风带去的收益也未必会低于直接售卖。听到秦风的回答，海瑟薇眼中的神光陡然暗淡了一下，不过他也没有过多辩解，点了点头便应道：好的，那就依照天意先生您说的方案来办。此外，由于您现在已经是我们米特尔拍卖场的黑卡贵宾了，按照惯例，我们是不会收取您任何的手续费用的。说完这句话，海瑟薇便拿出了一张拍卖契约登记表，递给了秦风。秦风淡笑的抬头看了海瑟薇一眼，也不过多推辞，当即便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叮咚，你和米特尔拍卖场签订了委托拍卖契约，当前契约已生效。听到这声系统提示音后，秦风便彻底将拍卖之事放下了。在神域世界之中，一旦玩家和 NPC 之间签订了契约，那契约的约束能力便是会是无穷无尽的，任何一方胆敢违背契约，都会受到世界意志的惩罚。签订完契约，交割完龙息结晶之后，秦风微笑着说出了此行的最终目的：海瑟薇小姐，我有一事想请贵拍卖所帮忙。天意先生不必如此客气，有什么需要您尽管吩咐。听到秦风的问话，海瑟薇眼神一亮，他觉得秦风这是在投桃报李，是在用另外的方式表达友好。我需要一批武器，其中铂金品阶的需要10把，钻石品阶的需要10把，武器没有其他的限制，只要品阶达到了都是可以的。你看能替我搜寻到这些武器吗？秦风此话一出，海瑟薇愈发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在他看来，这就是秦风释放出的友好信号。10把铂金武器，10把钻石武器，对吧？这没什么问题。不过需要天意先生等几天，我能保证的是，一定会在拍卖会开始之前把这些武器给您凑齐。秦风淡笑着点了点头，随后便向海瑟薇辞行，离开了米特尔拍卖场。秦风离开之后，米特尔拍卖场总经理办公室，小姐，你和那位天意谈妥了吗？看着回到办公室里的海瑟薇，早已在此等候多时的欧拉吉切开口问道。谈好了，不过他拒绝了我溢价收购的提议，选择了拍卖。此话一出，欧拉脸色顿时便凝重了起来。这是不愿意成我们的情啊。海瑟薇笑了笑，也不再隐瞒，解释道：欧拉大师也不能这么说，他虽然没有接受我溢价收购的要求，但是他又跟我做了一笔交易。海瑟薇将秦风和他的第2笔交易原本的告诉了欧拉。听完之后，欧拉眼中闪烁着欢喜，但嘴里却是提醒道：大小姐，这笔生意咱可不能赚他的钱，能从黑渊那种地方搞到龙息结晶，
这小子背后的势力绝对不简单。我也察觉到了，以那人身上那股子浑然天成的自信味道，绝非是从小地方走出来的。话分两头，再说回秦风身上。离开米特尔拍卖场之后，秦风一刻也没有停留，径直便奔着佣兵工会而去。几分钟过后，秦风便来到了佣兵工会中。神域世界里，除开5大帝国这样的国家势力之外，还存在着一些极其强大的民间势力。作为影响范围涵盖了整片大陆，在各大要害城市都建有分布的佣兵工会，则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对于进入到主城的玩家而言，想要快速升级、快速提升声望值，便绕不开拥有着无数任务的佣兵工会。在佣兵工会里，玩家可以根据自身佣兵等级接取相应等级的任务。这些任务不但有不低于主线任务的经验值，完成的任务达到一定数量之后，玩家还可以获得佣兵工会发放的荣誉称号。有了这个荣誉称号，玩家就能以更低的价格从佣兵工会里购买到其独有的物资。走进佣兵工会之后，还未等秦风询问，一个小厮打扮的年轻人便靠了上来，跟秦风搭话：“先生您好，这里是佣兵工会，你是要接取佣兵任务吗？看您有点眼生，如果您没有做过佣兵登记的话，就请您先跟我来。”秦风淡淡点头，跟着小厮进入到了佣兵登记处里。很快，在前世记忆的帮助之下，秦风刷刷刷的便填写好了佣兵登记表，完成了佣兵等级。叮咚，检测到玩家天意已完成佣兵登记，当前佣兵等阶为黑铁，等级为帅1，佣兵任务已开放。听着耳畔响起的系统提示音，秦风直接便点开了任务面板。打开任务面板后，一大串密密麻麻的任务便出现在了秦风的面前。这些任务都是他能做的。调出佣兵任务操控板，秦风按照地理位置做了筛选。下一刻，佣兵任务重新排列，秦风接下了所有可以在主城面区域完成的任务。领取完任务之后，秦风也不停留，直奔主城东门而去。几分钟后，秦风便离开了主城，来到了城东的一片农地边。到了这里之后，秦风的目光迅速注意到了在田地里肆虐的魔化黑尾鼠。秦风心中一喜，在他接取的那些任务之中，有几个便是关于这魔化黑尾鼠的。那个任务给的经验值虽然不多，但蚊子的肉也是肉，不吃白不吃。想到这里，秦风直接抽出斩龙之刃，瞬间发动幻影替身，把这个牛逼拉轰的技能当成了闪现时。下一刻，借助幻影替身的位移能力，秦风瞬间便出现在了魔化黑尾鼠群之中。刷刷刷，刀光闪动，10654、10678、10649，一出数倍的伤害，瞬间就把面前的黑尾鼠全部秒杀了。叮咚，你击杀了青铜级魔物魔化黑尾鼠，获得1万点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青铜级魔物魔化黑尾鼠，获得1万点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青铜级魔物魔化黑尾鼠，获得1万点经验值。听着耳畔的系统提示音，秦风心中杀意更为坚定。下一刻，秦风释放出猩红收割者的转职技能猩红之刃，100把猩红之刃瞬间凝聚完成。与此同时，秦风身后的幻影替身也模仿起了秦风的动作，召唤出了100把猩红之刃。猩红之刃的持续时间仅有30秒，每1秒钟都无比的珍贵。为了节约时间，快刀斩乱麻！秦风迅速前冲，带着猩红之刃就开始平推。在猩红之刃100%继承攻击力的效果之下，只需一刀便能将魔化黑尾鼠斩杀当场。30秒钟过后，在猩红之刃散去的同时，整片区域里的魔化黑尾鼠也全部被秦风剿灭了。恰在此时，一道系统提示音在秦风耳畔响起：叮咚，你击杀了1万头魔化黑尾鼠，让黑尾鼠王陷入了极度愤怒状态之中。击杀黑尾鼠王，你将获得荣誉称号捕鼠专家。听着这一道系统提示音，秦风嘴边浮现出一抹玩味的微笑。此情此景，他此前就已经遇到了一次。那时还是在新手村的时候，他几乎屠杀光了整个猪头人一族。那一次屠杀之中，他也获得了一个荣誉称号。和此前的那个荣誉称号相比，此时的这个捕鼠专家称号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都是最为垃圾的称号。但是作为重生者的秦风却是清楚，在游戏的后期，系统会开放称号熔炼，前期的这些低端称号就会在那时起到巨大的作用。而且称号这种东西是具有唯一性的，一旦被他拿到，那就意味这个称号将彻底成为绝唱。想到这里，秦风看向黑尾鼠王的眼神瞬间就变了。唰的一声，秦风提着斩龙之刃便向黑尾鼠王奔去。冲刺之时，秦风使用出猩红标记，将一个赤红如血的印记印刻在了黑尾鼠王身上。感受着身上那滚烫的像是烧红的铁签子一般的印记，巨大的恐惧感从黑尾鼠王的心底迸发而出。预知到了危险的他急忙停下前冲的步伐，掉头便往后方逃去。然而秦风又怎么可能让这到手的称号熔炼材料飞走了？只见他瞬间发动幻影替身，闪烁到了黑尾鼠王的身后。紧接着，秦风一刀斩下，猩红印记骤然爆发出炽烈的血光，一连2道赤红如血的暴击伤害出现在了黑尾鼠王头上。10654、21308。前一道伤害是秦风本尊打出来的伤害，后一道则是猩红印记的200%增伤伤害。轰隆一声，白银级魔物黑尾鼠王瞬间就倒在了地上，再也动弹不得。与此同时，秦风耳畔也接连响起了数道系统提示声音：叮咚，你击杀了白银阶魔物黑尾鼠王，获得2万点经验值。叮咚，你的佣兵任务击杀魔化黑尾鼠已完成，任务已经可以提交。叮咚，你的佣兵任务黑尾鼠的尾骨已完成，任务已经可以提交。叮咚，你的佣兵任务击杀魔化黑尾鼠王已完成，任务已经可以提交。看着接连在任务面板里跳出的提示，秦风自然选择了提交。刚一提交完佣兵任务，一道金色的光芒便悄无声息地落到了秦风的身上。下一刻，又有提示音在秦风耳畔炸了开来：叮咚，
你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11级，受隐藏职业猩红收割者影响，属性点奖励加倍，获得20个自由属性点。叮咚，你的佣兵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黑铁，等级为 LV2，请继续努力提高佣兵等级。听到这2道提示音，秦风并没有半点意外，把所有的属性点全部加在力量上之后，秦风搜寻着脑海之中的记忆，朝着下一个目的地走去。在高额敏捷属性的支撑之下，很快秦风便来到了一个光秃秃的山谷前。这片山谷是魔化黑熊怪的领地，其领主魔化黑熊王是黄金等阶的魔物。和之前遇到的青铜级魔物黑尾鼠王不同，魔化黑熊王拥有着不同于野兽直觉的低等智慧，一旦让他察觉到危险，他便会迅速逃跑，根本不带犹豫的。不过这对于准备十分充分的秦风而言，却不会造成半点的困扰。成功转职猩红收割者过后，秦风最大的提升其实并非是群战能力，而是此前就无比强横的单杀能力。只要魔化黑熊王敢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就能瞬间秒杀掉对方。叮咚，你已进入相对高危区域黑熊山谷，达成探索成就，获得2000点声望值。提示音落下之际，山谷里传来阵阵熊吼，似是在呼应着秦风的到来。辨别着熊吼之声传来而方位，秦风向前迅速奔行，冲过山谷高坡，腾空跃下。秦风双手握住斩龙之刃，把刀锋对准山谷里的一只魔化黑熊怪。咔嚓2声，8045 8047，落地的那一刹那，那只正在狂吼的黑熊怪便被秦风一个十字斩给砍成了4块。叮咚，你击杀了魔化的黑熊怪，获得1万点经验值。见到同伴被敌人杀死，周围的黑熊怪顿时就怒了。在这片区域之中，向来只有他们杀别人的份儿，从未有过这般被人堵在家门口杀的情况。吼叫着，黑熊怪们接二连三的翻滚到了秦风的面前，这是他们的第一技能巨力翻滚。巨力翻滚效果迅速滚向前方，降低目标敌人20%的攻击速度，20%的移动速度。感受着身体的变化，秦风丝毫不惧，卡着所有黑熊怪近身的那一刹那，瞬间发动了受人先知的坠炼的效果，驱散了在自己身上叠加了无数层的 debuff。嗖的一声，秦风发动天外飞仙，传送到了半空之中。刷刷刷，无穷刀光闪动，一道道刀芒劈下，将秦风身周300码的距离都涵盖了进去。转职之后，秦风早已将天外飞仙的等级加到了最大，使之达到了10级。10级的天外飞仙创造出的每一道刀芒都可以继承秦风100%的攻击力，并享受到秦风第一天赋带来的10倍暴击，以及斩龙之刃和高级刀术专精带来的增伤效果。每一道刀芒打出的伤害都可以轻轻松松突破8000点。更为可怕的是，10级的天外飞仙能够给秦风带去280%的攻速加成。在此情况之下，地上的黑熊怪们根本就来不及反应，一个个含恨倒在了地上。8049 8046 8047，随着一道道伤害数值条的飘出，一声声提示音在秦风耳畔响起。叮咚，你击杀了白银级魔物魔化黑熊怪，获得2万点的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白银级魔物魔化黑熊怪，获得2万点的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白银级魔物魔化黑熊怪，获得2万点的经验值。杀完魔化黑熊怪之后，秦风也不着急寻找魔化黑熊王，他收捡起了自己的战利品。和此前的黑尾鼠不同，魔化黑熊怪作为高危地区的怪物，等级远远超过了秦风。由于越级击杀的原因，让这本不该出现战利品奖励的佣兵任务也拥有了掉落战利品的概率。叮咚，你获得了白银级武器锻造材料黑熊怪的利爪1对。叮咚，你获得银币1枚。叮咚，你获得了白银级武器白银盾剑。简单查看了一下战利品的信息，秦风便直接将这些东西丢进了背包之中。而后，秦风便开始继续前进，凭着高额的属性点以及严重超纲的天赋和武器，秦风的推进可以说没有遇到过任何像话的阻挡。仅仅不到半个小时的功夫，秦风就将整个黑熊山谷里的上千只白银级黑熊怪全部扫除干净了。在如此疯狂的杀戮之下，秦风的经验值也水涨船高，蹭蹭蹭的就突破到了12级。12级的等级看起来很低，很没有价值，但实际上在游戏刚刚开服的今天，12级的等级已经非常的吓人了。要知道，在经历过转职之后，每提升1级都是无比的艰难，绝大多数玩家辛苦做一天任务，也不一定能得到能升1级的经验值，而秦风却是在不到2小时的时间里连破2级，不可谓是不恐怖。叮咚，你升级了，当前等级 LV12，奖励20个自由属性点。和之前一样，秦风这一次还是将所有的属性点都加在了力量之上。加完点之后，秦风继续向着河谷深处走去。潜意识里，由于没有10倍暴击这样的 bug 级天赋，这个河谷秦风来了很多次，他无比清楚魔化黑熊王所在的位置。很快，秦风就沿着记忆之中的道路走到了魔化黑熊王的老巢，看到了啃着棒子骨的魔化黑熊王。看到魔化黑熊王之后，秦风照例丢了个探查术过去。魔化黑熊王黄金阶 BOSS， 等级30级，等阶黄金，血量80000 80000，攻击力2566至2789，防御力500，技能巨力翻滚怒意狂击熊人战魂撕裂伤口。介绍：魔化黑熊怪一族的王者，拥有着远超其等阶的实力。看完魔化黑熊王的信息，秦风非常失望，才8万点的血量，500点防御力，实在是有点太过于弱小了，都不能测试出他现在的极限爆发伤害。不过想归想，秦风却并没有打算放过这只黑熊王。下一刻，秦风第3度发动幻影替身，第3度把这个技能当成闪现使用。嗖的一声，秦风的身子陡然出现在了魔化黑熊王的面前，把黑熊王手中的大骨头棒子都给吓掉了。看着眼前这个凶神恶煞的男人，黑熊王不多的只会告诉他，眼前这个男人不是他可以战胜的，必须要跑。
起心动念，黑熊王也不管棒子骨了，拔腿就往山洞里钻。然而秦风又怎会让他如意？噗嗤！斩龙之刃被秦风当成了标枪，直接就钉在了黑熊王的后背上。大股大股的鲜血顺着斩龙之刃的血槽不断往外涌出，打湿了黑熊王的后背，也打湿了地面。下一刻，猩红标记、猩红之刃两大技能瞬间发动，一个血梅花印记刚刚出现在黑熊王的背上，100把猩红之刃便破开了空气，扎在了黑熊王的身上。霎时间，数量高达200道的伤害数值条出现在了黑熊王的头顶，6745、13490、6745。一瞬间，黑熊王心底的恐惧化作现实，只见他无奈地倒在了地上，并爆出了一地的装备。叮咚，你击杀了黄金阶 BOSS 魔化黑熊王，且是首次击杀这个 BOSS 的玩家，达成首杀成就，获得10点技能点，获得10点属性点，获得10枚金币，获得黄金阶随机宝箱 X1。随着这一道机械提示音的响起，黑熊王的尸体下方出现了一大堆的装备材料。秦风快步走上前去，收捡起了本次的战利品。叮咚，你获得黄金阶武器熊战士的镜甲。叮咚，你获得黄金阶武器锻造材料黑熊王的利爪。叮咚，你获得黄金阶武器锻造材料黑熊王的苦胆。叮咚，你获得经验值5万点。叮咚，你获得金币18枚。看到自己获得到的这些武器锻造材料，秦风只觉得自己的脸有点黑。好说歹说，这也是主城地区黄金阶魔物的首杀啊！装备就给秦风报了一件，其他全是秦风无法用的东西。斩龙之刃的等阶已经到黄金阶了，想要再度提升，就需要铂金阶以上的武器作为饲料。而这些黄金阶的武器锻造材料，顶天了也只能锻造出黄金阶的武器。对于秦风来说，简直比鸡肋还要鸡肋。把2个武器锻造材料丢回背包，秦风看向了熊战士的镜甲。熊战士的镜甲，等级15级，等阶黄金阶，攻击力210-245，装备特性：1. 增加60点敏捷，50点力量，40点体力，30点智力。2. 使用踢技时伤害提升60%。3. 提升50%移动速度，提升50%攻击速度。限制：战士职业。介绍：熊战士一族的宝物，穿上之后你就能健步如飞。看完这件装备的介绍，秦风颇为欣慰地笑了笑。在拥有了斩龙之刃过后，秦风就打定了主意，别的装备坚决放养，把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全部喂给斩龙之刃。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此时已然12级的秦风依旧保留着10级的青铜级装备动能战靴。如今熊战士镜甲的出现，正好给了秦风更新装备的契机。不过由于秦风的等级只有12级，他还得再忍耐了一下动能战靴，才能把新的装备换上。想到了这里，秦风便把熊战士镜甲丢到了系统背包之中，而后他从背包之中取出了首杀成就奖励的黄金阶随机宝箱。啪嗒一下，秦风按下了虚拟的宝箱开启按钮，打开了这个随机宝箱。叮咚，你获得黄金阶武器幸运女神的胸针。看着眼前闪着淡淡光芒的胸针，秦风当场便愣住了。他没有想到，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随机宝箱，居然能给他开出一个这么逆天的道具。幸运女神的胸针，等级无，特殊道具，无等级限制，等阶黄金阶。装备特性：1. 提升佩戴者10点的幸运值。2. 摩擦胸针，幸运值提升50点，持续5分钟，冷却7天，耐久100-100。介绍：幸运女神眷属才能得到的道具，拥有了它，你将会得到整个世界的青睐。看完幸运女神的胸针，秦风粗重的呼吸之声久久不曾停歇。这件装备虽然只是黄金阶位的装备，也不提升任何战斗属性，耐久度也差得有点离谱。但是在前世里，这件装备却是整个游戏所有玩家都想要拥有的无上神器。原因无他，只因为这件装备它能提升幸运值。在神域之中，幸运值是最难获取的属性，没有之一。但凡是能增加5点幸运值的道具，都能在游戏里卖出天价。幸运女神的胸针却是能提升整整10点的幸运值，而且这还远远没有结束。一旦发动了这枚胸针的第2个效果，玩家就能在长达5分钟的时间里获得50点的幸运值加成。有了这50点的幸运值，在开宝箱之时就能有极大的概率开出该宝箱之中最为顶级的物资，简直可以说是为所欲为。短暂的兴奋过后，秦风将幸运女神的胸针装备在了自己身上。得到幸运女神的胸针并不是从此就万事大吉了，想要借着这个宝物获取到更多的资源，秦风依旧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而提升实力最快的办法也就是刷怪完成任务。想到这里，秦风也不再耽误时间，径直朝着任务点木丘草原而去。木丘草原堆积如山的魔狼尸体之下，赤红的鲜血汇聚成了一道道溪流，而本该长满青草的草原也被不知名的力量改造成了堪比黑渊表层的荒芜之地。魔狼尸堆一侧，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法师完成了法阵的最后一笔。霎时间，无边黑气冲天而上，将万里晴空浸染成了墨池。看着自己的成果，七窍流血的老法师欣慰地笑着：“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们走吧。”话音落下，警戒在周围的年轻人们纷纷收起了手中的武器，而后他们排成2列，对着老法师的方向弯下了腰。穆勒大师，你的灵魂将永居于主的天国。年轻人们齐声祝福，而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片诡异到了极点的土地。看着众人离去的背影，老法师淡淡摇了摇头。他其实并不相信什么天国，加入黑教团只是为了报复这个令人作呕的世界。切！法阵中心，穆勒大师猛地将手中法杖杵向地面。轰！随着法杖的落下，一道恐怖到了极点的波动泛起，刹那间便将法阵中央的穆勒大师搅碎成了渣子。
下一刻，一个幽深到了极点的空洞出现在了地面之上。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空洞还极小，就只有篮球那么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空洞却是越长越大，直至长到篮球场的规模才停下了生长。吼！巨大的吼声从空洞之中传来，伴随着这一声巨吼，一个个魔化生物从地窟通道之中钻了出来。警告！木丘草原出现地窟通道，大量的窟魔化生物入侵，地窟生物极度危险，且攻击性极强，请玩家尽快远离。地窟生物刚一从通道之中爬出，一连3道警告提示便在秦风的脑海之中响了起来。听着脑海之中响起的这3道提示音，秦风不但没有心生畏惧，反而愈发激动了起来。所谓地窟通道，便是连接神域大陆和地窟世界的空间虫洞。有了这个虫洞作为桥梁之后，地窟里那些躁动的魔物就能出现在神域大陆之中。地窟魔物生性极度嗜血，战斗力也极为强横。一般来说，10级的青铜阶地窟魔物的战力就能比肩20级的白银阶魔物，但与之相应的，若是能击杀这些地窟魔物，所获得的奖励也会远远超过击杀一般的魔物。更为重要的是，在玩家击杀了首个地窟魔物之后，神域还会为玩家开启功勋系统。开启了功勋系统过后，玩家所击杀的每一个地窟魔物都会转化成一定数量的功勋值。功勋值达到一定数量之后，玩家就可以在功勋兑换页面里兑换到独一无二的功勋奖励，甚至于还可以兑换到5大帝国的爵位。要知道，在神域游戏之中，爵位的作用可是非常巨大的。有了爵位之后，玩家就可以开疆拓土，建立自己的领地，并得到所属国家的认可。作为众生者，秦风比任何人都要清楚神域游戏未来的走向。他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地流玩法将成为这个游戏最为重要的资源积累手段。拥有着领地的玩家，其获取资源的速度至少会是普通玩家的100倍以上。此时，在秦风的脑子里就存留着几块未被人开发的宝地。只要秦风的功勋值足够，他就可以赶在所有人之前将这些个宝地抢占下来。到那个时候，他即便不干任何的事情，也能靠着自己的领地赚到足以让全球玩家极度的发狂的资源。而有了这些资源过后，秦风就能疯狂提升自己的实力，站上前世都不曾达到过的巅峰。想到这里，秦风毫不犹豫，径直奔向地窟通道所在之处。恰在同一时间，神域世界的无数 NPC 大佬也察觉到了这座新生出的地窟通道。枫叶城之中，所有70级以上的 NPC 大佬都望向了东面的天际线。下一刻，一道道拖着尾巴的气流迅速射向的窟通道。这其中自然也有秦风的2位熟人，米特尔拍卖场的首席鉴定师欧拉，以及米特尔家族大小姐海瑟薇。唯一例外的便是负责镇守枫叶的镇守将军卡特。但是此时的卡特也是换上了戎装，随时准备着前去的窟之远。在大佬们做出反应后不久，急速奔行的秦风也来到了地窟通道前。刚抵达此处，秦风就看到了数以万计的地窟生物，他们此起彼伏，前呼后拥着蔓延向大地四方。在他们的身上有滚滚黑烟翻腾，所到之处竟是直接遮蔽了头上的万里晴空。不过还算幸运的是，由于地窟通道开启的时间还比较短，出现的这些地窟魔物全是最基础的炮灰单位食腐者。看着眼前不断爬行的食腐者，秦风直接丢了个探查术过去。食腐者，地窟生物，等级10级，等阶青铜，生命值18000，18000，攻击力498-652，防御力500，技能嗜血攻击，迟缓毒素，黄化。介绍：地窟里最低等的魔物，但数量极多。看完食腐者的面板属性之后，秦风脸上的喜悦之色更为浓重。18000点的血量，500点的防御力，3刀就能解决一个。一个魔物5点功勋值，按照1秒挥刀6次来计算，秦风每秒钟就可以获得10点的功勋值，简直不要太爽。而且这还没有加上秦风掌握的2个团战技能，若是把那2个技能加进去，秦风能获得的功勋值则还会翻上数倍。想到这里，秦风从白河愁刀鞘之中抽出了斩龙之刃，朝着不远处的食腐者便冲了过去。刷刷刷，6745，6745，6745。叮咚，你击杀青铜级的枯魔物，获得8000点经验值，获得5点功勋值，功勋系统已开启。叮咚，你击杀青铜级的枯魔物，获得8000点经验值，获得5点功勋值。叮咚，你击杀青铜级的枯魔物，获得8000点经验值，获得5点功勋值。刀光闪动间，秦风化作杀神，2刀一个食腐者，刷功勋值刷得飞起。看着面前愈来愈多的食腐者，秦风的嘴角浮现出了一抹骇人的微笑。下一刻，秦风迅速前冲，瞬息之间便冲进了食腐者队伍的中心点里。幻影替身，嗖的一下，秦风本尊出现在了300码之外的位置，而在原地则留下了一个和秦风一模一样的替身。嗡的一声，2个秦风同时发动群攻技能天外飞仙，骤然间，无数道刀芒从天空之中落下，将地面上的无数食腐者砍成了一堆堆碎屑。而后还未等天外飞仙的持续时间结束，秦风便落回了地面之上。当然，这并非是秦风出现了什么意外，而是他要借着地面上的鲜血给食腐者们送去一份前所未见的大礼。此时，幻影替身的持续时间还剩下28秒，时不可待，秦风眼神闪过一抹狠厉。下一刻，猩红收割者专属技能猩红之刃骤然发动，200把猩红之刃瞬间凝聚完成。猩红之刃划破空气，以2个秦风为原点，瞬间扩散向四方。飞到极限距离之后，猩红之刃又迅速回缩，向范围之内的食腐者发起了第2次切割。猩红之刃飞行的速度奇快无比，不到1秒钟的时间便完成了8次4圈切割。得益于一身的装备以及猩红收割者职业带来的巨量属性提升，
秦风此时的面板攻击力已经达到了900多点，在第一天赋10倍暴击的增幅之下，这个伤害便达到了恐怖的9000多点。然而这还没有完，秦风的高级刀术专精还为他带去了30%的增伤效果，斩龙之刃的装备特性也有40%的增伤。在如此多的伤害增益之下，即便面临着拥有着500多点防御力的食腐者，每一圈的猩红之刃都能够轻轻松松地打出6000多点的伤害，只需要3圈便可以清空食腐者的血量，将食腐者变成尸体。凭借着强大的范围伤害能力，秦风本尊和他的替身疯狂向左推进。随着他们的推进，猩红之刃围成的圆圈如莲花一般不断盛开，又不断合拢。叮咚，你击杀了青铜级地窟魔物食腐者，获得8000点经验值，获得5点功勋值。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13。听着耳边响起了一连串系统提示音，秦风愣愣望了望四周，这才发现整个地窟通道西面的食腐者都已经被他屠杀完了。收回目光，秦风将新获得的20个属性点全部加在了智力之上。对于此时的秦风而言，加智力换来的续航能力远远大于加力量所带来的攻击力。要知道，秦风现在面临的可不是1-2只魔物那么简单，他需要不断的释放技能才能获得最大的刷怪效率。而后，秦风提着斩龙之刃便向的窟东面而去。此时，地窟通道还未彻底稳定，高阶的地窟魔物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从通道之中走出。秦风准备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好好刷一刷功勋和经验。恰在此时，从枫叶城里走出的一众大佬也出现在了天空之中。不过奇怪的是，这群大佬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出手斩杀的窟魔物，他们注视着地上的秦风，眼中写满了震惊。那个年轻人应该还不到20级吧？他怎么杀得了这么多的魔物？江山代有人才出啊！想想我们当年，我们可没他这么强大的杀力。哼，别说有没有这么强的战力了，单说这份勇气，就早已超过了我们所有人。看着地面上一往无前冲向地窟魔物的秦风，大佬们发出声声后生可畏的感慨。尤其是先前和秦风有过一面之缘的欧拉和海瑟薇两人，震惊之下，两人动用了秘术交流了起来。小姐，我们这次的投资赚大发了！欧拉兴奋至极地说道。我敢说，不出10年，这小子绝对会成长为名动整个大陆的绝代强者。我感觉他用不了10年时间，我认为他会是第2个林初雪。略微思索一阵之后，海瑟薇给出了自己的判断，而后他又对欧拉说道：大师傅，我准备动用储备金，他不是要10把铂金阶武器，10把钻石阶武器吗？我这次再送他10把史诗级的武器。此话一出，欧拉脸上的表情瞬间凝滞。他没想到自家沉稳的像是万年坚冰一般的大小姐，居然会做出如此冲动的决定。要知道，一把史诗级武器的少说也能卖10个多亿金币，即便他们是全枫叶国最大的拍卖场，收购一把史诗级装备也需要花费将近7个亿的本钱。10把史诗级武器，那就是70多个亿啊！就这么一次，便能把大小姐积攒多年的储备金给花得一分不剩。一旦投资失败，大小姐将再无竞争米特尔家族掌控者的本钱。看了一眼欧拉，海瑟薇瞬间便读懂了对方的表情，他缓声解释道：以他现在的情况，他用不了那么多的武器，唯一合理的解释便是他是在替他身后的势力在购买。能培养出他这样杀力无双的绝代妖孽，他背后的势力绝对不是一般的隐藏势力。所以我准备下重注，我要让他欠我的情，我要让他背后的势力欠我的情。看着海瑟薇的表情，欧拉知道自己拦不住，但他还是没忍住提醒道：大小姐，这么做不值啊，万一呢？万一他没成长起来就夭折了呢？古往今来，这种夭折的天才可不在少数啊。海瑟薇淡淡一笑，无比豪迈地开口道：生意有赚自然就有亏，我海瑟薇既然敢赌，那我就敢认。听到海瑟薇的回答，欧拉张了张嘴，准备再劝劝。恰在此时，地面之上却有异变突发。此时的秦风已然重新冲进了食腐者堆中，和之前一样，秦风故技重施，先是交出了幻影替身，而后交出天外飞仙清场。待到地面上的鲜血达到足够数量之后，秦风悍然发动猩红之刃，霎时间多达200道的猩红之刃出现在了战场之上。2朵间隔300码的血莲花不断绽放又收缩，一圈一圈地收割着食腐者的生命。带着猩红之刃，秦风依照此前的推进方法继续横向推进。随着他的不断前进，原本拥挤着无数魔物的地面瞬间就被清空出了一条宽度达到了600码的通道。无数的尸体堆积在这条通道之上，掩盖了荒芜的地面，流出的鲜血足以让尸体都漂浮起来。看着秦风如同杀神一般的推进，天空之中的一众大佬惊愕的集体愣住。此前他们到场之时，秦风已然完成了屠杀，正在赶往地窟通道的另一侧。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佬们虽然能从地面堆积的尸体上看出秦风战力卓绝，但在实际体验之上却也少了此刻的这一份惊艳感。看着那如同莲花一般绽放又收缩的猩红之刃，看着这登峰造极的杀戮艺术，天上的大佬们终究没忍住，再度感慨了起来。这小子简直妖孽啊！如此恐怖的杀戮方式，居然出现在了他这么一个不到20级的小年轻身上。这到底是哪个势力教导出来的天才？战士盛唐？不，那群蠢材怎么可能有这种本事？不可能是黑渊里的那帮子疯子吧？不过好像也只有那些疯子能教导出这样的传承者。听到身旁大佬们的感慨，欧拉脸上的神情陡然一变，他愣愣地看向海瑟薇，眼中满是询问之色。海瑟薇淡淡地点了点头，轻声说道：从他拿出那么多龙息结晶的那一刻，我就猜测过他是黑渊里走出来的人，只不过那时候我还不敢确定。但是今天在看到地面上那些食腐者尸体的时候，我就坚定了我的猜想。大师傅，你想想，除了黑渊里的那些成天都游走在生死边缘，不断追求自我突破的疯子，又有谁敢在不到20级的时候向地窟生物抽刀呢？说完这句话之后，
海瑟薇便收回了目光，继续观看秦风的杀戮表演。和他一样，其余的那些个枫叶城大佬们也没有出手的意思，每一个都兴味十足地注视着地面上的秦风。他们想看看眼前这个年轻人到底能在这不断涌出的魔物堆里撑多久。地面上，魔物堆里，随着最后一圈猩红之刃的收缩，猩红之刃的持续时间也达到了极限。看着眼前如潮水一般不断涌出的魔物，没了猩红之刃的秦风却是没有后退半步。唰的一下，秦风继续前进，一个天外飞仙便传送到了半空之中。刀光闪动之间，一道道刀芒被秦风砍出，地面上的魔物应声倒地。天外飞仙持续时间结束过后不久，猩红之刃便重置完成了，新一轮的屠杀再度开启。不一会儿功夫，秦风的经验值再度达到顶峰。叮咚，你击杀了青铜级地窟魔物食腐者，获得8000点经验值，获得5点功勋值。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14。听着耳畔响起的系统提示音，秦风毫不犹豫的便将所有的属性点全部点在了智力之上。对于现在的秦风而言，智力属性的优先级远远高于其他属性。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战斗，他的蓝量已经快要见底了，再不加智力，别说召唤不出猩红之刃了，他连蓝耗只有100点的猩红标记都释放不出来。完成加点过后，秦风再度投入战斗之中。半个小时过后，蓝量早已耗光的秦风大口喘息着杵着刀，伫立在尸山血海中。随着最后一个魔物的倒下，一道无比恐怖的气息从秦风身上散发了出来。与此同时，系统的提示音在秦风耳畔响起：叮咚，你击杀了青铜级地窟魔物食腐者，获得8000点经验值，获得5点功勋值。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15，获得20点新增属性点。叮咚，你击杀了5万头地窟魔物食腐者，获得10万点功勋，功勋等级突破，当前功勋等级为青铜。全服通告，检测到玩家天意已击杀5万头青铜级地窟魔物，达成成就地窟狩猎者，特奖励3阶称号地窟狩猎者。地窟狩猎者，类型称号，等阶3阶，效果对等级低于拥有着的地窟生物造成全面压制。听着耳边骤然响起的全服通告，整个华夏大区的所有玩家纷纷停下了手上的动作，一脸震惊的呆愣当场。我靠，我特么才3阶，人家大佬就已经进地窟刷怪了。天意大佬，请收下我的膝盖。2个多小时前通关新手副本，现在又杀了5万头地窟魔物，这特么的真的是人吗？为什么啊？同样是第一天加入游戏的，我还在做新手任务，这个狗贼不但到了主城，还拿了个3阶成就，命运为何对我如此的不公？楼上的别他妈酸了，你就是再酸再不愿意承认，人家天意大佬就是比我们强。天意大佬，华夏第一玩家，天意大佬牛逼！破音！看着世界频道里面争吵不休的一众玩家们，此时的秦风却是连动动嘴皮子的力气都没有了。不过幸好的是，此时的他得到了3阶称号地窟狩猎者，在这个称号的效果之下，食腐者根本就不敢靠近他半步。唯一能对秦风造成威胁的，便是刚把半个身体伸出虫洞的地窟领主级魔物魔化远古泰坦。看着缓缓爬出虫洞的魔化远古泰坦，又看了看状态奇差无比的秦风，天空之中的诸位大佬顿时便落到了地面之上。年轻后生，你很不错了，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一位大佬走到秦风身边，满脸欣赏地对秦风说道。听到男子的话，秦风缓缓点了点头，而后他便迈开步子走向战场外围。其实早在天上这些大佬到场的那一刻，秦风就发现了他们。如若不然，秦风早就在远古泰坦出现的那一刻开启9度暴血，一套带走这个勉强还算有点挑战性的对手了。这并不是在开玩笑。作为秦风最大的底牌之一，9度暴血之后，秦风能获得512倍的基础属性增幅，他的力量值将突破2000点，这将为他带去2000点的基础攻击力。在此基础之上，秦风若是开启猩红之刃，他的瞬间单体爆发伤害还能往上提升100倍。这还没有完，不要忘了秦风的第一天赋10倍暴击，以及猩红标记200%的增伤，还有高级刀术专精以及斩龙之刃加起来高达80%的增伤。如此多的伤害加成，秒掉才50级的笨比魔物远古泰坦还不是轻轻松松。不过秦风不想自己的底牌这么早就暴露出去，为此他也只能放弃掉击杀魔化远古泰坦的机会。毕竟在这个世界里，玩家不仅要和玩家之间争斗，还要和 NPC 勾心斗角，不留下一点底牌，秦风终究不放心。回头看了一眼疯狂屠杀地窟魔物的枫叶城大佬们，秦风强行按捺住心中的抢人头的念头，收刀入鞘，朝着枫叶城的方向赶去。得益于高额的属性点，秦风的状态恢复得极快，没一会儿功夫，他的体力就足够支撑他快速奔行了。半个多小时过后，秦风顺利回到了枫叶城之中。回到枫叶城的第一时间，秦风便赶到了城中的药剂商店，购买了一大批的恢复药剂。拿到药剂之后，秦风边走边喝，朝着佣兵任务的任务地点去。此时离拍卖会开场还有足足3天的时间，秦风准备趁着这个空档，赶快把自己的佣兵等级提上去。想到这里，秦风加速朝城外奔去。也不知道在击杀了多少群魔物，完成了多少个佣兵任务过后，一连数道系统提示音在秦风耳畔响了起来。叮咚，你的佣兵等级提升了，当前佣兵等阶为白银，当前等级为 LV7。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16，获得20个自由属性点。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17，获得20个自由属性点。叮咚，检测到玩家在线时间已经达到72小时，达到游戏在线时长极限，请玩家立刻下线。听着脑海之中响起的这一连串的提示音，秦风揉了揉晕乎乎的脑袋，脸上写满了喜悦。在过去的2天多的时间里，秦风完成了30多个佣兵任务，强行把佣兵等级冲到了7级，来到了白银阶位。在巨量经验值的加持之下，秦风的角色等级也成功连破2级，升到了足以傲视全球的17级。
看着自己连续奋斗了3天3夜的游戏成果，秦风一脸满足地选择了下线。哗啦一声，游戏舱自动打开，秦风晕晕乎乎地从里走了出来，倒向了一边的大床。连续奋战了72个小时，秦风的精神早已达到了极限。刚一沾到床，一股无法驱散的困意便席卷而来，秦风进入了深度睡眠之中。第二天早上，揉着惺忪睡眼，秦风从床上缓缓爬了起来。洗漱完毕之后，秦风走进客厅，找出了些吃的囫囵吞下，而后他便进入到了游戏舱之中，开启了新一轮的奋斗。嘎吱一声，随着一道大门的开启，秦风回到了神域世界，出现在了枫叶城外的一片野地上。叮咚，天意欢迎回来。叮咚，你约的拍卖会即将开始，请您在10分钟之内返回主城参加拍卖会。听着耳畔响起的系统提示音，秦风辨别好主城所在的位置，径直奔行而去。在全力奔行之下，秦风用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便回到了主城之中。听了听周围 NPC 们的议论，秦风这才知晓，那突然出现的地库通道已经被枫叶城的大佬们控制住了。也正是因为大佬们极其迅速的反应，整个枫叶城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然而秦风却是知道，在这风平浪静的表面之下，狂乱的暗流已然开始涌动了。不过这和此时的秦风并没有太多的关系。想到这里，秦风淡淡笑了笑，将心底的这丝念头拂去了。而后他加速朝着米特尔拍卖场而去。很快，秦风就赶到了米特尔拍卖场。他掏出海瑟薇给他的黑卡，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之下，进入到了贵宾专用的包厢之中。此时拍卖会还没有正式开始，枫叶城里的达官显贵们议论着3天前的地库通道。听说了吗？那天出现的那个地库通道并不是自然出现的，这事儿我熟啊。据说那个地库通道是黑教团那群狗崽子们打开的，为了开启这个地库通道，他们还献祭了一个70级的大法师。70级的大法师，这事儿你听谁说的？消息从哪儿来的你就不要问了，反正我就是知道。再告诉你们一点秘密啊，知道为什么黑教团那些狗崽子现在才动手搞事情吗？因为空间壁障又到了薄弱期，不然就算把他们那些狗崽子全献祭了，他们也未必能打开通道。哎，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是觉得这事儿对我们也算是好事啊。我们可以聊着聊着，这群达官显贵们的话题前进偏向了发财之上。秦风脸色凝重地皱起了眉头，回忆起了前世的记忆。少卿，秦风便回忆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潜意识里版本灾难就是由这些黑教团的人渣拉开的序幕，而触发这事儿的契机便是有玩家进入到了主城之中。如今秦风抢先在所有玩家之前进入了主城，提前触发了导火索，拉开了版本灾难的序幕。想到这里，秦风的眉头总算舒展了开来。想要在即将到来的灾难之中获取到足够的利益，秦风就需要有足够强大的实力，而提升实力最快的办法便是升级和更新装备。升级这事儿暂时不用说，以秦风的经验和战斗力，升级根本就不是个问题。装备这事儿也比较好解决，只要等海瑟薇那边的武器一到，他就能将斩龙之刃升级到钻石阶。想到这里，秦风便将目光收回到了拍卖会之上。此刻拍卖台上，穿着职业套装的美女拍卖师已经掀开红布，举着小锤子走了上来。上台之后，美女拍卖师捂住胸口，向着拍卖场里所有的客人缓缓施礼。而后见她袖口轻启，红唇微张，感谢诸位能来参加我们米特尔拍卖场的拍卖会。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宝物，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本场拍卖会中拍到自己心仪的宝物。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第一件拍品。拍卖场员工便把一个巨大的箱子抬上了展台，而后箱子被人打开，一个闪着炽烈红光的法杖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火元素法杖，等级30级，黄金等阶，提升240点的攻击力，提升120%的元素亲和，低价900万金币。拍卖师的话音刚一落下，拍卖场之中便有法师打扮的年轻人高高举起了手中的牌子。我出1000万金币，我出1500万金币，我出1800万。随着最后一个牌子的举起，整个拍卖场顿时就鸦雀无声了。30级的黄金阶法杖，价格差不多也就这样了，再继续加价的话，即便拍到了也会非常的肉疼。于是乎，这把火元素法杖便以1800万金币的价格被人给拍走了。看着拍到此物之人一脸欢呼雀跃的表情，秦风淡淡一笑，也没有在意。对于现在的他而言，黄金阶的武器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吸引力，若是本次拿出的是白金阶或者钻石阶的，那倒是还有看一看的兴致。而且对于此时的秦风而言，他参加这次拍卖会的主要动力还是为了捡漏，像这种价值很明显的东西根本就不是他的目标。随着拍卖会的继续进行，后拿出的拍品的价格也是一路的水涨船高。到了刚刚拍走了的那把长刀之时，低价已经从最开始的900万变成了2100万。整个拍卖场的气氛也随着一个个宝物的出现变得愈发热烈了起来。看着全场火爆的拍卖气氛，拍卖台上的拍卖师觉察到了机会，只见他轻轻的一招手，便有男员工举着一个小盘子走了上来。接过男员工手里的盘子，拍卖师介绍道：诸位，请看这盘中的石头，这块石头的硬度非常的高，以我们现有的技术手段都无法拆解，也没法知道这石头的具体用途，但我们相信这块石头有其独特的价值，神秘石头起拍价500万。听着拍卖师的介绍，秦风眼睛陡然一亮，无法拆解，不清楚具体用途，这不就等于是在告诉秦风这玩意儿是个大漏吗？要知道秦风和那些 NPC 可是不同的，他拥有着探查之眼，只需要轻轻一扫，这石头的所有信息就将全部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想到这里，秦风抬手便向那石头丢了个探查术。下一刻，探查术生效，这块神秘石头的面纱被秦风悄然打开。灵魂原质碎片，等阶神级，效果赋予武器灵魂，让其拥有晋升神器的资格，限制仅限成长型武器使用。介绍，有了它，你的武器将成为你的战友。看到这块石头的信息，秦风顿时便呆愣原地，怎么会出现这种东西？
灵魂原质碎片这种神级物品，不是要等到游戏后期地窟魔物进出、黑渊暴动的时候才会出现的吗？得到成长型武器斩龙之刃过后，秦风就一直想着能拿到一份灵魂原质碎片，因为这东西是斩龙之刃晋升神器的关键。利用成长型武器的吞噬特性，吃掉这块灵魂原质碎片之后，该武器就能觉醒器灵，而且器灵觉醒的时间越早，该武器成为真正的神器的几率也就越大。想到这里，秦风眼中闪过一抹坚定。这一次，他即便把所有的资源全部投进去，即便放弃掉那20把武器，他也要把这东西买下来。恰在这个时候，拍卖场里的客人们经过一番思量过后，举牌出价：我出600万、700万，图一乐子。我加点800万。经过一番竞拍过后，灵魂原质碎片的价格停在了900万，900万一次，900万2次。听着拍卖师的报价，秦风瞬间出价1000万。此话一出，场中所有拍客纷纷循声望去，看向了秦风所在的方向。当他们看到举牌之人所在位置是天字2号包厢之时，所有的人都放弃了叫价的心思。能在米特尔拍卖场里拥有一处包厢的，都是绝对的大佬级人物，他们没有必要为了一个不明用途的东西去得罪一个大佬。1000万一次，1000万2次，1000万3次，成交！拍卖师重重一落锤，敲定了这一拍品的归属。拿下了这份灵魂原质碎片过后，秦风心神大定，继续看着拍卖会，想着继续捡漏。经过了这一番小插曲过后，拍卖会走上了之前的轨道。随着拍卖程序的不断进行，一件件珍贵的拍品被摆了上来，其低价也逐渐升高。到最后之时，起拍的底价已经来到了9000多万。很快，秦风带来的那些龙息结晶也被端上了拍卖台。看着拍卖台上盖着红布的盘子，拍卖师高声说道：诸位，请看本场拍卖会的倒数第2份拍品，这是一份消失了多年的传奇武器强化材料，它具有无视等级、无视武器类型的性质，能为武器提供10%的攻击力加成。倒数第2份拍品，龙息结晶，每颗起拍价1亿金币。说完这句话之后，拍卖师直接就拉开了盖在盘子上的红布。下一刻，足足29颗龙息结晶便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看到这些龙息结晶的一瞬间，全场所有拍客都沸腾了。天哪，全是龙息结晶！这东西不是早就绝迹了吗？这些龙息结晶我全要了，谁都不要跟我抢！你算老几？滚一边去吧！这些龙息结晶是我的！一阵疯狂的竞价之后，29颗龙息结晶全部被卖了出去，总售价高达37亿金币。拍卖完龙息结晶过后，拍卖师拿出了本场拍卖会的压轴物品，70级传说阶通用装备莫拉克的守护项链。这一装备刚一被拿出，整个拍卖场瞬间就炸了开来，无数豪客们疯狂竞价，大有不拿到手不罢休的气概。然而，包厢里的秦风却是摇了摇头，离开了。这个东西固然好，但是等级要求太高了，以秦风现在的实力，即使买到了，也没有任何用处。离开包厢过后，秦风来到了拍卖会的后台，取出了黑卡，领走了属于自己的拍品和金币。做完这些之后，秦风转身便要离开。恰在此时，守在一旁多时的海瑟薇却是开口叫住了他：天意先生，你要的武器我都给你带来了，一共20把，10把白金的，10把钻石的，一共35亿金币，结下账。海瑟薇淡笑着递过来一个储物戒指，放到了秦风的手中。秦风笑了笑，接过储物戒指之后也不验货，转过身子便走到柜台前，把存着37亿金币的黑卡递给了柜台小姐。这并非是秦风故作大方，而是他非常清楚海瑟薇的为人，他确信海瑟薇不会在这种事情上玩小手段。不打开验货？不了，我信得过你。听着海瑟薇的问话，秦风大方地回答道：哈哈，天意先生爽快人，不验货的话我就先走了呀，以后有什么需要购置的尽管找我。说完这句话过后，海瑟薇便转身离开了。从柜台小姐手中取过自己的黑卡后，秦风没有在米特尔拍卖场里继续停留。离开米特尔拍卖场之后，秦风找了个酒店开了间房。进入房间，锁上房门，确定四下无人之后，秦风从系统背包之中取出了斩龙之刃和灵魂原质碎片，而后他发动斩龙之刃的吞噬特性，吃掉了这一块灵魂结晶碎片。下一刻，斩龙之刃骤然发出嗡的一声剑音，一个虚幻的灵体瞬时便出现在了斩龙之刃中。这个剑灵刚刚才诞生，他的灵体还非常的弱小，无法移动，更不能和秦风交流。不过即便如此，当秦风见到这个小小剑灵之时，暖暖的喜悦也把他的内心给填满了。诞生完器灵过后，秦风又从背包之中取出了海瑟薇给他的那个储物戒指，打开一看，秦风顿时就愣在了原地。在戒指里赫然有着30把等阶不一的武器，其中有10把铂金阶的，10把钻石阶的，10把传说阶的。这人情欠大发了呀！许久过后，秦风从呆愣之中缓了过来。两世为人的秦风非常清楚多出的那10把传说阶武器的价值，即便是以米特尔拍卖场这种庞然巨物，想要买到这么多的传说阶武器，至少也要花费70-80亿的金币。不过秦风也没有想过把这些东西还回去。海瑟薇既然想投资他，想让他欠下这个人情，秦风索性就大大方方的接受下便是。回想着上一世的记忆，想起海瑟薇最后死在地窟暴动时的结局，秦风暗下决心，这一世一定要改变他的命运，还上这笔欠下的人情债。想到这里，秦风取过那30把武器，开始了斩龙之刃的晋升。10几分钟过后，斩龙之刃吞噬完了面前的30把武器，成功晋升了传说阶。打开查看界面，秦风查看起了斩龙之刃的信息。斩龙之刃，成长型武器，等级17级，根据使用者等级提供。等阶传说，魔法物理攻击2400-2800，附加特性：1. 力量值加1480， 2. 攻击时附加70%额外伤害， 3. 攻击时有70%的概率造成绝对迟缓效果，
降低目标200%的时间感知力，持续6秒。4. 攻击时有70%的概率造成破碎效果，目标每做出行动均会损失10%的生命值，持续时间6秒。5. 吞噬灵体，每击杀一个单位，刀灵灵体强度加1。主动技能：1. 斩龙闪，闪现到1000码范围内的任何一个点，并驱散所有异常状态，冷却时间6秒。2. 刀之灵，容纳刀灵于己身，移动速度提升200%，攻击速度提升200%，神经反射速度提升200%，动态视觉提升200%，异常状态抗性提升200%，免疫灵魂伤害，持续5分钟，冷却60分钟，耐久，永不磨损。限制：斩龙之刃已锁定为角色天意的专属装备，不可交易，其他人不可使用。介绍：玩家天意的专属装备，拥有成为神器的潜质。看着手中的斩龙之刃，秦风的眼中满是喜悦。升到传说阶之后，斩龙之刃为秦风提供的力量值便达到了1480点，瞬间就给秦风增加了29600点血量以及1480点的攻击力，再加上装备本身提供的2400点攻击力，一下子就让秦风的攻击力达到了恐怖的4455点。如此高额的攻击力，再加上第一天赋带来的10倍暴击，再加上高级刀术专精和斩龙之刃的伤害增幅，秦风普通一刀的基础伤害就能达到恐怖的89100点。别说小怪了，绝大多数 BOSS 都扛不住秦风的一刀，这都已经不能说强大了，简直就是离谱。而且这还不是斩龙之刃攻击力的极致，由于秦风现在只有17级，而斩龙之刃的等级也被限制在了17级。随着秦风等级的提高，斩龙之刃提供的攻击力还会得到巨幅的提高。除了攻击力提升之外，斩龙之刃的这一次晋升还给秦风带来了一个质变的能力——斩龙闪。这是一个可以主动释放的技能，释放之时不仅能让秦风拥有穿梭战场的能力，还能替秦风驱散掉所有的异常状态。更为恐怖的是，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只有6秒。再者的话，就是另外一个技能刀之灵。这个技能发动之后，虽然不会直接提升秦风的攻击力，但是对于秦风伤害能力的提升却是一点也不比70%的增伤效果小。移动速度提升200%，攻击速度提升200%，神经反射速度提升200%，动态视觉提升200%，异常状态抗性提升200%，免疫灵魂伤害，持续5分钟。这种恐怖的增幅足以让秦风在任何势均力敌的战斗之中瞬间无伤爆发，打破平衡。再者的话，就是绝对迟缓效果和破碎效果了。这两个附加特效都有70%的触发概率，只要秦风脸不是过于黑暗，2刀之内便能把这两个效果打出来，能大大增强秦风在面对强敌之时的单挑能力。最后则是关于斩龙之刃的成长性的，只要不停地使用斩龙之刃斩杀敌人，器灵的灵魂强度就能不断的提升，不断向神器的层次靠近。看着手中的斩龙之刃，秦风心中陡然升起了万丈豪情。斩龙之刃等阶的晋升给秦风带去了巨大的实力增幅，让他有了资格去干一件早已想做的事情了。想到这里，秦风也不再浪费时间，打开酒店门便朝枫叶城城主府而去。几分钟之后，秦风便赶到了枫叶城城主府。和枫叶帝国大多数城市不同，枫叶城是直属于帝国管辖的3大城市之一，其城主还是帝国皇帝的3儿子陈天阳。在皇族身份和枫叶城城主的双重加持之下，陈天阳毫无疑问的是枫叶城最为位高权重之人。此时秦风来见他的目的，便是从他手中拿到一个获取爵位的机会。神域大陆里尊卑秩序极度分明，对于降临到这个世界的绝大部分的玩家而言，能够在各大帝国获取到一个爵位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一旦有了爵位之后，就意味着玩家拥有了一张通往帝国高层的通行证，不但能从帝国官方渠道之中以极低的价格购买到贵族专享的技能书、材料、武器装备等资源，还能使用积攒下来的功勋值向帝国皇帝兑换属于自己的领地，从而开启领地流玩法。在地窟通道处击杀了5万头地窟魔物之后，秦风的功勋值便达到了35点，其中25万点是斩杀魔物累积起来的功勋值，另外的10万点则是达成5万魔物击杀量的成就奖励。根据枫叶帝国的军功爵位制度，男爵爵位需要10万点的功勋，子爵爵位则是需要50万点的功勋值，伯爵爵位则是需要500万点的功勋值。以秦风现在的功勋值，要是不捞点偏门的话，他顶天了也就只能兑换一个男爵爵位。对于别的玩家而言，一个男爵爵位已经是很牛逼的了，但是秦风却是不满足的，他想要一步到位，直接整个伯爵爵位。恰好的是，在秦风前世的记忆之中，刚好就有这么一个路子，可以让他迅速获取到伯爵爵位。而其中关键便是这枫叶城城主帝国3皇子陈天阳。3皇子陈天阳是个很有抱负的人，既不爱财也不爱美色，一心就想搞政绩。在他的治理之下，枫叶城愈发繁荣，逐渐就盖过了另外2座直属城池的风头，紧紧跟在帝都之后。但是这也不意味着枫叶城就一点问题也没有，同帝国其他城市一样，枫叶城也饱受着黑教团的侵扰。前几天爆出来的地窟通道事件，更是让3皇子陈天阳抓破了脑袋。在秦风前一世的记忆中，陈天阳曾在地窟暴动之后发过一次招贤令，但凡能解决黑胶团的，都能从他这里获得奖励。能铲除黑胶团基地的，更是会被他推荐到帝国上层，绕过繁杂的手续，直接成为帝国贵族。这一世里，此时的陈天阳虽然还未发布那份招贤令，但是深知陈天阳秉性的秦风却是清楚，只要他能清除掉黑教团的基地，那个伯爵爵位便会落到他的手里。想到这里，秦风快步走向了城主府大门。刚一到大门口，守在门前的城主府护卫便抽出了武器，拦住了秦风。城主府重地，闲人勿扰，否则格杀勿论。听着守卫极度不善的口气，秦风并没有把这当回事，他淡笑着道：“我有事儿要找3皇子殿下，麻烦2位通报一声，就说我有清除黑教团的办法。”
此话一出，两个守卫的神色顿时就柔和了起来。阁下稍等，我这就去通报。说完，其中一个护卫便跑开去通报去了。片刻功夫过后，守卫迅速回到了门口，微笑着对秦风说道：“阁下，殿下有请，还请您跟我来。”秦风点点头，跟着护卫便走进了城主府之中。片刻过后，秦风穿过了宽阔的院落，来到了城主府的议事大厅之中。刚一走进大厅，秦风就看到了一个瘦削的年轻男人。男人穿着一身漆黑的衣袍，眉角隐隐有喜悦之色在跳动。看到秦风到了，男子3步并作2步走到了秦风的面前。先生，我听护卫讲，你说你有解决黑教团的办法？是的，皇子殿下。秦风点了点头，微笑着回了一句。看了眼秦风，三皇子辨别着秦风此话的真伪。下一刻，他试探着问道：天下没有白掉的馅饼，阁下此番前来想求什么？我想要爵位，我现在有35万点的功勋值，但我想要的并非是男爵，而是伯爵爵位，为此才冒昧的找上殿下。听完秦风的回答，三皇子沉吟了一会儿，缓缓开口道：我是个爱才之人，而你本身也为帝国做出了贡献，此番你若是真能替我扫清枫叶城里的黑教团，那一个伯爵爵位又算得了什么呢？我答应你了。此话一出，秦风耳边顿时响起了一道系统提示音：叮咚，检测到玩家已提前触发隐藏任务，摧毁黑教团秘密基地传说集，是否接受？谢皇子殿下，请皇子殿下静候佳音。行，我等着你。秦风淡淡一笑，接下了这个任务。而后他便向三皇子辞行，离开了城主府。走出城主府过后，秦风便打开了任务面板，查看起了本次任务的信息：摧毁黑教团的秘密基地传说集，等阶传说集。任务内容：摧毁黑教团的秘密基地。任务目标：摧毁1处及1处以上的黑教团秘密基地，摧毁的基地数量越多，奖励越丰富。任务奖励：1. 每摧毁一座黑教团的秘密基地，获得500万的功勋值。2. NPC 三皇子陈天阳好感度提升50点。3. NPC 枫叶帝国皇帝陈胜好感度提升50点。任务失败惩罚全程通缉。任务介绍：经过无数年的发展，黑教团早已成为了各大帝国的心腹大患，摧毁黑教团的议程也早已上了帝国皇帝的桌案。但是黑教团隐匿得太深了，几乎没有人可以找到他们的行踪。看完了任务介绍之后，秦风淡淡的笑了笑。对于其他人而言，藏得比老鼠还要深的黑教团的确非常的难找，但是对于秦风来说，找到黑教团的秘密基地却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想到这里，秦风直接点开了地图，一连标记上了10多个点，这其中的每一个点都代表着一个黑教团的秘密基地。做完这一切之后，秦风便不再浪费时间，径直朝着离得最近的一个黑教团秘密基地而去。很快，在全力奔行之下，秦风便到达了城外。抵达城外之后，秦风发现了许许多多装备精良的士兵。这些士兵一个个眼神如刀，眉目之中满是紧张的神情，似乎是在搜寻着什么，又好像是在戒备着什么。不过这些却与秦风没有多大的关系。扫了几眼这些士兵过后，秦风便没有再耽搁时间，朝着标记点的坐标便过去了。几分钟之后，秦风便顺利到达了黑教团的一个隐藏据点。看着面前平平无奇的悬崖，秦风的竭力搜寻着自己的记忆。黑教团在神域大陆之中存在了多年，在多方势力的围剿之下，一直存活的好好的，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有着逐渐壮大的趋势。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黑教团那极度隐秘的隐藏手段。为了不被人发现，黑教团的所有秘密基地都没有使用任何的魔法阵，他们采用的是纯机械式的结构。就比如眼前的这座悬崖，从外面看，没有人会相信这毫无半点魔法气息的地方会是大名鼎鼎的黑教团的藏身所在。在记忆之中搜寻了一阵子之后，秦风终于想起了此处基地的入口。走到悬崖下方，站到一处枯败的杂草之上，秦风的目光一路往上横扫，直到看到了一块距离地面有50多米的巨石之时，方才停了下来。而后秦风转动眼珠子，笔直看向突出的那块巨石，左边20米的位置找到了进入秘密基地的机关。捡起一块石头，瞄准那处机关，嗖的一声，石块迅速飞出，狠狠砸在了机关之上。下一刻，只听得嘎吱嘎吱的声音从秦风脚边的空地下方响起。10几秒钟过后，数十道机关彻底打开，秦风脚边出现了一个巨大而幽深的孔洞。看到这一幕，秦风想也没想，纵身便跳了下去。咚的一声闷响，秦风落到了地面之上。在秦风的刻意控制之下，这响动并没有传播得太远，30-50步之外便再也听不清了。恰在此时，一道系统提示音在秦风耳畔响起：叮咚，你已进入黑教团013号秘密基地，达成探索成就，奖励声望值1万点。听到这声提示音，秦风取出了斩龙之刃，朝着地洞深处便走了进去。此刻，基地内部一条长长的通道之上，无数身着重装的甲士目光严肃，神情紧张地运送着一个巨大箱子，那眼神就像是箱子里装着的是一头远古巨兽，随时可能抱起伤人一般。在这些甲士的中间地带，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法师缓缓地跟在箱子的后头，其看着箱子的眼神就跟饿死鬼见着吃的一般狂热。走着走着，这一行人很快便来到了一处空旷的大厅之中。啪嗒一声，巨大的箱子被甲士们放到了地面之上。下一刻，箱子被人从外面打开，一个衣衫破烂、浑身沾满了鲜血的女人显露了出来。这是一个极有威严的女人，即便是这般困窘的境遇，也不能磨损掉她一丝丝的气场。尤其是女人的那一双眼睛，从她那双平淡如秋水一般的眸子里，任谁都看不出半点的恐惧。但是不恐惧并不意味着女人的处境不危险。在女人的脖子上、手上、脚上都存在着一根根刻满了花纹的镣铐，庞大的魔力在这些镣铐之上移动着，只要女人有半点的异动，
这些镣铐上附加的魔力就能把女人炸成一滩烂泥。女子显露出身形之后，护送队伍中的老法师从人群之中站了出来。只见他手指一点，女子便轻飘飘地飞了起来，飞向了大厅一侧的炼金实验室。抵达实验室之后，一个戴着面具的炼金术士从阴暗的角落里站起了身子。这个男人的外貌极度的恶心人，裸露在外的皮肤上布满了奇形怪状的包状物质，他仅剩下的一只眼睛也不断流淌着污浊不堪的溶液。此人正是这座秘密基地的掌管者，同时也是名震整个神域大陆的邪恶炼金术士阿基多博士。阿基多博士，你要的实验体我给你带回来了，不过它很危险，为了你的安全，你实验的时候我需要全程守着你。看着脚下的女子，亡灵法师莫拉比担忧道：“莫拉比大师，您随意就是，只要您不嫌弃，你想待在这儿多久都可以。”阿基多博士扭曲地笑着，而后他转过了脑袋，看向了地上的女人，眼神之中满是灼热。为了眼前的这个女人，整个黑胶团策划了将近20年的时间，期间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财力，最终更是把一个安插在帝国高层的案子都给搭了进去，才把这个女人给搞到了手，其代价不可谓不大。然而在这么大的代价之下，整个黑教团之中却没有一个人觉得不划算，因为在这个女人的身上，在这个女人的血液之中蕴藏着神灵的赠礼——神之力。在神域大陆之中，神之力是一种足以让所有人都为之疯狂的东西，只要拥有了神之力，那便注定会登上这个世界的顶端，成为万万人之上的绝代强者。而阿基多博士此次的目的便是将神之力从女人身体之中剥离出来，并尝试着解析其成分，制造复制品。且不说阿基多能完美解析掉这份神之力，并制造出复制品，哪怕他制造出来的复制品只有神之力1/10的威能，那也足以让黑教团成为整个大陆最为强大的势力，没有之一的那种。莫拉比大师，还请你帮我把这女人弄到试验台上去。阿基多博士搓着手猥琐道。亡灵魔法师莫拉比点了点头，但莫等他有所动作，一声刺耳的警报之声却在整个地下空洞之中响起来了。警告，有外敌入侵！警告，有外敌入侵！警告，有外敌入侵！听着耳畔刺耳的警报之声，莫拉比的眼神之中顿时出现了一阵犹豫神色。这事儿出现的诡异了，他们这边刚把人弄进来，就有敌人发现了他们的秘密基地，这里面怕是有蹊跷。生性多疑的莫拉比环顾了一下四周，片刻过后，他吩咐道：“第一小队、第二小队出动，把入侵者的尸体带回来。”说完这句话之后，他便跟着阿基多博士靠近了试验台。在莫拉比看来，如今这个基地没有什么比这个女子还有更有价值了，别的什么东西都可以不管，唯独这个女子必须要时刻处于他的眼皮子下面。听着耳畔急促的警报之声，秦风脸上毫无半点异色。他这次的目的是摧毁黑教团的秘密基地，而不是杀掉所有黑教团的人。即使黑教团的人听到了警报，非常的及时的逃跑了，也不会对秦风本身的计划造成半点的影响。此时的秦风已经穿过了长长的通道，来到了秘密基地的第一道大门之前。扫了一眼大门，秦风丢出了探查术：黄昏之门，类型炼金科技造物，血量200,000,200,000，防御力3000。看清了黄昏之门的信息之后，秦风二话不说，提刀便砍。在自身属性和斩龙之刃的高额攻击力加成之下，秦风的基础攻击力达到了恐怖的4455点，配合着第一天赋的10倍暴击伤害，以及斩龙之刃70%的伤害增幅，再加上高级刀术专精带来的30%的伤害增幅，即便是面对着拥有着3000点防御力的黄昏之门，秦风也只需要4刀便可以砍烂这炼金门。刷刷刷，29100、29165、29456，四道刀光闪过，黄昏之门轰然倒地，变成了一地的碎屑。下一刻，一个黑漆漆的大厅出现在了秦风的面前。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秦风无比清楚，这黑暗之中必然隐藏着无数黑教团的杂碎。想了一会儿，秦风便有了主意。下一刻，斩龙之刃的主动技能斩龙闪瞬间发动，秦风如同鬼魅一般闪现到了大厅之中。还未等大厅里的两队守卫者反应过来，秦风便发动了天外飞仙。刷刷刷，无数刀光瞬间便出现在了这狭小的大厅之中。79100、79562、79842，一道道赤红的伤害数值条浮现而出。与此同时，秦风的耳畔也响起了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叮咚，你击杀了铂金阶黑胶团甲士，获得5万点经验值，获得20点功勋值。叮咚，你击杀了铂金阶黑胶团甲士，获得5万点经验值，获得20点功勋值。叮咚，你击杀了铂金阶黑胶团甲士，获得5万点经验值，获得20点功勋值。十几秒钟之后，秦风耳畔的提示音总算停止了响动。确认没有遗漏掉任何一个黑教团甲士之后，秦风停止了天外飞仙的释放，落回到了地面之上。回到地面之上过后，秦风沿着记忆之中的点位，打开了大厅里的所有照明设备。拥有了视野之后，秦风悠哉悠哉地打扫起了自己的战利品。叮咚，你获得技能书机械改良。叮咚，你获得技能书皇家巨盾术。叮咚，你获得技能书前行突刺。叮咚，你获得铂金阶装备炼金巨剑。收拾完东西过后，秦风继续朝着基地深处走去。潜意识里，秦风打穿过无数次这个副本，对这个副本的流程可谓是一清二楚。只要走过这个通道，他便能到达了第二个大厅。在那里，他会遇到一对名为沉眠者的半生不死的怪物。这些怪物的等级很高，每一个都在50级以上。放在今日之前，不开启暴血，秦风根本就没有任何把握打赢他们。但此时却是不同，斩龙之刃已经成功晋升了。在斩龙之刃的锋芒之下，这些50级的活死人不过也就能多撑个几刀。
在秦风灭掉第一小队和第二小队的时候，实验室里的亡灵法师莫拉比便有了察觉。作为整个基地的2号人物，莫拉比在每一个甲士身上都放置了亡灵印记，通过这个印记，他可以随时控制所有的甲士，自然他也能通过这个印记觉察到甲士们的状态。3秒钟不到就全死完了，这人到底是哪个组织派来的？莫拉比惊讶的自言自语，把身边的炼金术士阿基多博士都给吓了一跳。莫拉比大师，你咋一惊一乍的呀？不就是死了2队废物甲士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以我们基地的实力，还办不了他一个莽夫战士。阿基多指着不远处的一颗传向水晶球，淡淡的说道。1号大厅刚走进2号通道，估摸着还有10分钟就要赶到2号大厅了。莫拉比循声望去，从水晶球中看到了秦风的样貌。这玩意儿我刚做出来不久，还没调试好，就忘了跟你说了。不过这都不重要，你还是赶快安排人把这个入侵者解决了吧。觉察到莫拉比不善的目光，阿基多博士强行解释道。在黑教团里，每个基地的1、2把手之间都有着争权夺利的现象，在这013号基地自然也是一样。莫拉比用亡灵印记控制所有的甲士，阿基多自然也会利用自身掌握的炼金技术与机械知识与其争夺基地的控制权。做完解释过后，阿基多便再也不看莫拉比，专心致志地看向了面前的女人，寻找着下针的位置。看着看着，阿基多的眼睛就是一亮，他感知到了女人身体之中神力的流动。下一刻，粗大的针管精准地插在了神力最为浓郁的位置，而后一管平平无奇的猩红血液便被他给抽了出来，并灌注到了一个石英容器之中。刚一进入容器之中，那看似平平无奇的鲜血便咕嘟咕嘟沸腾了起来。看到这一幕，阿基多赶忙拿起盖子封住了这石英容器的口子，随后便开始了又一次的寻找下针的位置，周而复始。看着一心一意忙于抽血的阿基多，莫拉比眼中的疑虑始终没有散去。不过外敌在前，他也不好就此发作。思量了一番之后，莫拉比还是决定先攘外后安内。寻找内鬼的冲动终究是被他按捺了下去。传我命令，唤醒沉眠者，留2队人留守，其他人配合沉眠者部队剿灭来犯之敌。莫拉比的声音穿透了实验室的铁门，传到了此前的那个大厅之中。遵命！大厅里的甲士齐刷刷地答应着，而后人群之中便走出了4、5队甲士，奔着大厅地下的一处地方去了。听着身后的反应，阿基多眼中闪过一丝淡淡笑意。在他看来，无论来犯之敌有多么的强横，都不可能是沉眠者的对手。毕竟这一批的沉眠者生前可都是50级的人物啊。经过一番繁复的唤醒操作之后，活死人沉眠者们从一个个灌满溶液的容器之中走了出来。在甲士们的带领之下，这些沉眠者快步赶往了2号大厅。在沉眠者刚走进2号大厅之时，秦风也从通道的那一头走了出来。看着面前的沉眠者，秦风脸上毫无半点异色。提前唤醒的沉眠者们还未得到完整的改造，其战力比之完全体弱了可不止半筹。简单数了数沉眠者的数量，秦风看准其中一个丢了的探查术过去。沉眠者钻石阶，类型炼金生物武器，等级50级，等阶钻石，血量15000015000，攻击力8888-9999，防御力3000，技能活死人之躯墓碑高级刀术精通巨力斩击生物病毒附着迟缓光环。介绍：生前曾是个强者，死后却被改造成了活死人战士。看完了沉眠者的信息，秦风面无表情地抽出了斩龙之刃。15万的血量，3000点的防御能力，看起来非常的骇人，不是他一个17级的小战士可以打得过的。但是在斩龙之刃晋升过后，秦风的战斗能力根本就不能用等级来衡量。对付这些看似精锐，实际上却蠢笨至极的炼金改造生物，秦风甚至都不需要动用全力，便能够在顷刻之间扫灭他们。不过为了快速解决战斗，早早赶到秘密基地的最底层，毁掉这个基地，秦风还是决定速战速决，秒掉这些烦人的沉眠者。唰的一声，秦风发动斩龙闪，闪现到了甲士堆之中。入场之后，秦风一边躲避着伤害，一边挥刀斩击。79100、79562、79842，一道道赤红的伤害竖直条浮现出。只有1000点防御力的甲士根本就扛不住秦风的伤害，瞬息之间便倒在了地上，化作了一具又一具的尸体。看着地面上积累的差不多的鲜血，秦风眼中闪烁着金光。下一刻，猩红收割者招牌技能猩红之刃瞬间发动，地面之上的鲜血瞬间凝聚成了100把猩红的短刀。嗡嗡嗡的刀鸣之声在狭小的2号大厅之中响起，骤然间一道道血线自甲士们的身体之上爆出。79100、79562、79842，在猩红之刃无情的收割之下，场中的5队甲士无一幸免，全体殒命，成为了秦风的经验值和功勋值。叮咚，你击杀了铂金阶黑胶团甲士，获得5万点经验值，获得20点功勋值。叮咚，你击杀了铂金阶黑胶团甲士，获得5万点经验值，获得20点功勋值。叮咚，你击杀了铂金阶黑胶团甲士，获得5万点经验值，获得20点功勋值。清除掉场中的杂兵过后，秦风这才将目光转向了沉眠者们。在秦风操纵着猩红之刃攻击甲士之时，这些沉眠者们也没有闲着，纷纷发动了自己的技能，将一个个墓碑召唤在了秦风的身边。这些墓碑能释放出迟缓迷雾，数十个墓碑叠加在一起，瞬间就把秦风的移动速度给清零了。看着被墓碑围困在中央的秦风，沉眠者们纷纷露出了嗜血的笑容。在经过了炼金技术的改造之后，这些沉眠者变得无比的嗜血。只见他们嚎叫着便向秦风冲来，冲锋之时，绿油油的生物毒素也被他们附着在了自己的刀锋之上。在经过斩龙之刃的提升过后，秦风骤然多出了2万多点的血量。
这些血量看起来非常的多，但是在沉眠者们高达8888的攻击力面前，却脆得像是一张纸一般。不过秦风可不会让对方的刀落在自己的身上，就在沉眠者们举刀斩向他的那一刻，秦风骤然发动兽人先知的坠炼的主动技能，驱散了自己所有的异常状态。而后他震动手中斩龙之刃，召唤出了斩龙之刃的刀灵。召唤刀灵，容纳刀灵于己身，移动速度提升200%，攻击速度提升200%，神经反射速度提升200%，动态视觉提升200%，异常状态抗性提升200%，免疫灵魂伤害。持续5分钟，获得了200%异常状态抗性之后，秦风发动天外飞仙，传送到了半空之中。在召唤刀灵的加持之下，秦风的攻击速度本来已经翻了2倍，再加上10级天外飞仙的280%攻速加成，一个瞬间秦风便能斩出18道刀芒，每一道刀芒都能够100%继承秦风的攻击力，并享受到第一天赋10倍暴击的伤害加成，以及斩龙之刃70%的增伤，还有高级刀术专精30%的增伤效果。刷刷刷，只听得一阵阵刀鸣之声在整个房间里响起，赤白如匹练的刀芒顷刻间便落到了地面上的沉眠者身上，每一道刀芒都能轻轻松松抹去沉眠者将近1/5的血量。29100 29165 29456。片刻功夫过后，还未等地面上的沉眠者们有所反应，他们被改造过后的躯体便被秦风砍成了一滩烂泥。与此同时，一道道提示音在秦风耳边响了起来。叮咚，你击杀了钻石阶炼金改造生物沉眠者，获得20万点的经验值，获得1000点功勋值。叮咚，你击杀了钻石阶炼金改造生物沉眠者，获得20万点的经验值，获得1000点功勋值。叮咚，你击杀了钻石阶炼金改造生物沉眠者，获得20万点的经验值，获得1000点功勋值。听着耳畔响起的一道道机械提示音，秦风又看了看自己还未冲到一半的经验条，不禁失望地摇了摇头。在获得猩红收割者职业之后，秦风的战斗能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但这一份提升也不是没有半点的代价的。其中最大的代价便是每升一级，秦风所需要的经验值就是寻常玩家的10倍。单个的不眠者提供的经验值虽然挺多的，但是其数量却远远不如的枯魔物那般无穷无尽。想到这里，秦风莫名的有些思念的枯魔物了。他准备在忙完了这一阵子的事情之后，找机会再去的窟和魔物们亲切交流一会儿。想了一会儿之后，地面上那恶心人的墓碑也因为时间到了，消失在了房间之中。见到此景，秦风便回到了地面之上，收捡本次的战利品。叮咚，你获得了炼金生物武器沉眠者制造图纸。叮咚，你获得钻石级武器炼金巨剑。叮咚，你获得稀有炼金生物制造材料纳米生物核心。叮咚，你获得钻石级装备狂猎者的披风。听着耳畔响起的系统提示音，秦风的目光瞬间便收缩了一下。打开背包，秦风取出了刚刚得到的一个装备狂猎者披风。狂猎者披风钻石阶，类型套装1/3，等级50级，等阶钻石阶，防御力1000点，限制战士耐久10000 10000，附加特性1，力量值加400，敏捷加400，体力加300，智力加300。2，刺激能量护盾套装效果未解锁，开启后获得一个能抵挡10万点伤害的护盾，冷却时间60分钟。3，狂猎套装效果未解锁，开启后获得100%冷却缩减，持续时间15秒，冷却时间60分钟。4，无视等级限制套装效果未解锁，集齐3件装备过后，可以无视使用者等级进行装配。介绍：战士职业的梦幻套装，凑齐之后将会拥有改天换地的力量。看着眼前的这件装备，秦风脸上写满了兴奋。狂猎者套装一共有3件，每一件单独的装备在钻石阶50级装备之中都是效用非常孱弱的存在，但是在集齐3件装备过后，整个狂猎者套装就会焕然一新，正式成为无数战士玩家眼中的梦幻套装。首先是刺激能量护盾，数值高达10万点的护盾，足够在关键时刻救玩家一命。第二便是这个套装一旦凑齐，那便能具有无视等级限制的特性，只要是个战士职业的人就可以穿戴上这件套装。再者就是狂猎者套装真正被称为梦幻套装的关键因素狂猎，开启这个技能之后便能够获得100%冷却缩减的 buff。 除这个技能本身之外，无论是天赋能力还是角色技能亦或是装备技能都能得到冷却缩减 buff 的增益。试想一下，秦风如果凑齐了这3件套装，在战斗之中开启了狂猎效果，拿到了100%的冷却缩减 buff， 只要战场之上的鲜血足够多，那他就可以在15秒的时间内无限制的召唤猩红之刃。不说多的，只需要给秦风1万把猩红之刃，他便可以平推整个游戏中期的所有敌人。即使是面对着枫叶城里那些70级的大佬，秦风也敢跟他们斗上一斗。不过作为战士职业的梦幻套装，狂猎者3件套并不好凑齐。前一世里秦风就没有见过哪个人在50级之前凑齐过这3件装备，只是现在秦风既然已经拥有了其中的1件装备，让他不去想另外的2件也是有点为难他。在头脑中思索了一阵之后，秦风想起了几个狂猎者套装爆率较高的副本，他决定此后有时间一定要去副本里探探，争取在30级之前将狂猎者套装凑齐。毕竟等他到了30级之后，他的第3天赋无限火力就会解锁了，那时的狂猎者套装于他而言就不再有多大吸引力了。除开狂猎者披风之外，秦风本次的其他收获也是颇为不俗的，只是受限于职业原因，这些材料和图纸他都无法使用。不过这些东西对于秦风而言依旧是非常有价值的，他可以把这些材料和图纸卖给米特尔拍卖场的人，以米特尔拍卖场的实力，他们肯定能组织得齐人手发挥出这些图纸的价值。
只不过这些炼金生物图纸是见不得光的，其价格估计也就在1-2个亿金币左右。想到这里，秦风便收拾好了眼前的图纸，而后他便向着基地深处而去。与此同时，位于实验室里的亡灵法师莫拉比也从亡灵印记之上获取到了沉眠者被秦风团灭的消息。地下实验室，怎么可能？感受着亡灵印记的消散，莫拉比一脸惊讶的出声：整整13个沉眠者，居然全部死在了那个人的手中。听着莫拉比的自言自语，忙着抽血的炼金术士阿基多顿时便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吃惊的看向莫拉比。莫拉比，你清楚你在说什么吗？这可不是随意开玩笑的时候。你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你自己看看你的传相水晶，不就清楚了？听着莫拉比阴恻恻的回答之声，阿基多这才想起自己的传相水晶能够看到了战场上的情形，他连忙朝传相水晶看去，一看之下，他竟是猛地往后退了数步。画面中5对假尸的尸体残破不堪，强大的50级沉眠者也倒在了地面之上，浑身都是利刃切割之后的伤口。在画面的一角，杀完所有人的秦风正提着刀朝通道之中走去，看他前去的方向正是这实验室所在的位置。能杀掉这么多的沉眠者，还能毫发无伤的继续前进，这人起码是60级之上的强者。阿基多蹙着眉头，暗自在心中揣摩起了秦风的实力。作为全大陆都排得上号的邪恶势力，黑教团之中并不缺乏60级以上的强者，只不过因为近期频繁的行动，大量的强者都被组织给调走了。现在的013号基地之中，唯一能挡住秦风的便只有亡灵法师莫拉比一人。但是这个莫拉比却是个喜欢和他争权夺利的人，寻常没有机会也就算了，如今有强敌进犯，莫拉比不扯他后退就算好的了。阿基多根本不敢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在对方手中，反正需要的血液已经搜集的差不多了，要不然就跑吧。阿基多眼神一动，思考起了逃跑的方案。恰在此时，他眼角的余光突然看到了秦风手中的长刀，刹那间，阿基多心中的逃跑念头瞬间就消散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无穷无尽的贪婪。居然是成长型武器，还是吞噬了灵魂原质碎片的成长型武器？这不可能！作为一个炼金术大师，阿基多一生见过的材料何止千万，使用过的材料也是不计其数。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他却从未见过一份灵魂原质碎片。他对于灵魂原质碎片的认知，还是从一份笔记之中得来的。不过，虽然没有见识过真正的灵魂原质，但是他却是在教廷里见到过一把吞噬过灵魂原质碎片的成长型武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一眼就从斩龙之刃那不同于凡物的光彩之上发现了其特殊之处。为了验证自己心中的想法，阿基多调整了传相水晶的画面，将斩龙之刃放大在了画面之中。看着斩龙之刃上那隐隐约约不断跳动着的气灵，阿基多的心脏都快要停止跳动了。难怪啊，这人的气息明明没有多么的强大，却能拥有如此强大的战力，估计全是那把成长型武器的功劳。照着他的这般杀力，这把武器至少都是传说阶的，甚至有可能是史诗阶的。如果能把这武器抢过来，用这武器作为炼金生物的核心，那我就能创造出一尊史无前例的能无限成长的史诗级炼金生物，我将会是最伟大的炼金术士。想到这里，阿基多的眼神之中骤然就爆发出了无穷无尽的贪婪。他3步并作2步，迅速走到了实验室的一个角落之中，而后他拿起了放在那里的一块特制的通讯令牌，注入魔力，开启令牌。阿基多联系上了黑教团教宗。一阵漫长的等待过后，通讯终于拨通了。下一刻，一道分不清年龄、分不清性别的声音在阿基多的耳边响了起来：“阿基多博士，什么事儿让你如此焦急？”听到这声颇为严厉的声音，阿基多顶着心中的畏惧，强行开口道：“教宗冕下，013号基地遭遇了强敌的进攻，对方虽然只有1个人，但是战力极其的强大，我们抵挡不住他。我的实验已经快到尾声了，只要能保住这013号基地，能保住我的实验数据，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拿到实验结果了。”为了争取到教宗的支援，阿基多用自己的实验当作要挟。在他看来，组织投入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绝不会让这次实验就这么泡汤掉。事实也正如阿基多的所预料的那般一般无二。在听到阿基多的话之后，通讯那头教宗的声音明显激动了起来：“阿基多博士，我希望你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实验继续做下去。我已经派遣绿教者去支援你们了，他们很快就会赶到。在此之前，莫拉比会全力协助你完成实验。”听着教宗的指示，莫拉比和阿基多均是左手抚胸，低头答应了下来。抬头之后，阿基多眼中的贪婪之色一分也未消退下去。如果说那女人身体里流淌的神之力是万一挑一的珍珠的话，那秦风手中觉醒了气灵的斩龙之刃就是枫叶帝国皇帝皇冠上最为闪烁的那一颗宝石。而且前者即便研究出了门道，其掌控权也会交到教宗手里，但后者却是不同的。一旦阿基多得到了秦风的斩龙之刃，他就可以利用炼金术把斩龙之刃改造成只听从他自己命令的炼金生物。想到即将到场的绿教者，想到这一支在整个组织之中也能排得上前列的战斗部队，阿基多决定，即便让所有的沉眠者全部死在今日，他也要把时间拖到绿教者到场的那一刻。莫拉比大师，教宗的话你也听到了吧？唤醒所有的沉眠者吧，竭尽全力地挡住这个入侵者。莫拉比点点头，转身就往实验室之外走去。和之前不同，此时的莫拉比已经放下了对阿基多的戒备，因为不久之后绿教者就会到达这里。在强大的绿教者面前，阿基多即便有别的心思，他也不敢公然做出任何对组织不利的事情。想着基地里那来袭的强敌，莫拉比决定亲自带队阻挡住对方的进攻。话分两头，再说回秦风这边，摧毁完第一批苏醒的沉眠者之后，秦风一路继续推进，根本就没有遇到过几个像样一点的抵挡。那些负责看守的士兵没有一个能在他手中扛过2刀。一路推进之下，秦风很快就到达了基地的核心地带，距离阿基多的实验室只隔着不过2个大厅的距离。但是到达此处之后，秦风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去寻找阿基多，
他转身走向基地之中的一个空房间，没走2步，秦风便来到了这个空房间之前。看着面前熟悉的保险们，秦风的嘴角上扬起了一抹淡淡的微笑。和别的副本不同，黑教团的这些秘密基地在被玩家首次通关之时，都会刷出许多的隐藏奖励。面前的这个材料库便是013号基地之中最大的隐藏奖励。作为第一个达到主城的玩家，秦风非常确定自己就是第一个达到这个副本的玩家。走到门前，抽出斩龙之刃，秦风刷刷砍出2刀，瞬间便把这座大门给砍成了碎片。一脚踢开碎片，秦风径直走进了房间之中。与此同时，一道系统提示音在秦风耳边响了起来：叮咚，你已进入唯一隐藏奖励点013号基地储存仓库。听着耳畔响起的提示音，秦风的目光扫向房间各处。在这个房间之内堆积着各式各样的材料，有炼金术专用的，有魔法师用的，也有战士、机械师等职业用的，好的坏的都有，等阶高的等阶低的齐备。也不客气，秦风刷刷刷的就往自己的背包里面装。叮咚，你获得钻石级材料独眼巨人的能量结晶。叮咚，你获得青铜级材料2型钛金属合金。叮咚，你获得黄金级材料千年胡桃木的枝干。叮咚，你获得黄金级材料精炼过的密银原矿。听着耳畔此起彼伏的提示音，秦风的系统背包就跟昌鬼的肚子一般丰满了起来。几分钟过后，整个储存仓库的材料都被秦风搜刮得一干二净。也不用详细查看，只是简单这么掐指一估计，这一次的收获起码能给秦风带去7、8个亿的金币收益。换算一下，约等于1/3把史诗级的武器。收走所有的材料过后，秦风便走出了储存仓库。还未等秦风走出去多远，密密麻麻的沉眠者便在亡灵法师莫拉比的带领之下，将秦风给包围了起来。看着面前带着沉眠者围住自己的亡灵法师莫拉比，秦风的脸上显现出了久违的凝重神色。亡灵法师莫拉比是个极其难缠的人物，和其他脆弱的法师不同，这个莫拉比的战斗方式极其的另类，不像一个法师，更像是一位亡灵战士。他习惯将亡灵能量引导进入自己的体内，用肉体的力量进行战斗。在这之下，莫拉比不但手段迭出，还拥有着极其强大的防御能力。最为恶心人的是，只要不耗光他身上的亡灵能量，他就能一直重生，一直作战下去。不过由于游戏还未进入到中期，现在的亡灵法师莫拉比还未迎来他的全盛状态，以秦风目前的实力，收拾他还是有希望的。想到这里，秦风便调出了探查之眼，对着莫拉比便丢出了一个探查术。亡灵法师莫拉比，传说阶，等级60级，等阶传说，血量 60W 60W， 攻击力 2W 3W， 防御力4000，技能冥魂附体、冥魂再生、冥火暴击、烈火刀、邪心光环、虚无形态、死亡契约、亡灵印记。介绍：极其另类的亡灵法师，以极其复杂的战斗手段著称。看完莫拉比的信息，秦风的嘴角抽了抽。此时的莫拉比虽然不是完全体，但依旧十分的难缠。血量多，防御高，还好说，一点点的磨，总能把他的血量给他磨下去。但是冥魂再生和死亡契约这2个技能就很难搞了，一个可以让莫拉比死而复生，另一个则能让他将沉眠者转化成自己的生命值，简直烦人的一笔。想到这里，秦风瞬间便把目光收回到了沉眠者身上。想要弄死眼前这个命比小强还要硬的亡灵法师莫拉比，就必须得先弄死这些沉眠者。一念及此，秦风手上便有了动作。斩龙闪，嗖的一声，秦风瞬间便出现在了沉眠者堆里。由于有亡灵法师莫拉比在一旁虎视眈眈，此刻的秦风可不敢使用天外飞仙。要知道，他现在的血量也就3万多一点点，停在根本没法躲的空中，一旦被莫拉比一个冥火暴击命中了，等待他的就只有死亡一个下场。刷刷刷刷，29100 29165 29456，刀光闪动，秦风一刀刀的劈砍着沉眠者，一边砍还一边扭动身体规避沉眠者和莫拉比的攻击。秦风攻击的同时，沉眠者和莫拉比也没有闲着，轰轰轰的声音响起，多达37个墓碑顿时便出在了这狭小的空间之中，使得秦风的速度变得跟乌龟爬一般缓慢。完成减速过后，早已完成冥魂附体的莫拉比提着刀便冲向了秦风。在冲刺的过程之中，莫拉比还释放出了他的控制技能冥火暴击。下一刻，一道绿油油的亡灵头颅便飞向了秦风。冥火暴击拥有着长达3秒钟的眩晕效果，一旦被这发攻击命中，秦风便只有殒命一个下场。然而，就在冥火暴击即将撞上秦风额头的那一瞬间，秦风却是发动了幻影替身这个技能。在此之前，秦风一直把幻影替身当作闪现和技能复制工具来使用，但是这并不是幻影替身的全部实力。幻影替身技能效果： 1. 传送至方圆100米之内的任何一个地点，并在原地留下幻影替身，替身会模拟本体的动作，伤害为本体的 100%， 替身持续时间为30秒。2. 开启瞬间驱散所有异常状态，利用幻影替身的驱散能力，秦风瞬间便从迟缓之中复苏了过来，而后他的本尊便出现了亡灵法师莫拉比的背后。下一刻，秦风再度召唤出刀之灵，瞬间获得 buff， 移动速度提升 200%， 攻击速度提升 200%， 神经反射速度提升 200%， 动态视觉提升 200%， 异常状态抗性提升 200%。 在如此多的加成之下，墓碑对于秦风带去的迟缓效果终于被抵消了下去。而后，秦风悍然发动猩红之刃，100把猩红之刃瞬间凝聚完成。在秦风精准的控制之下，每5把猩红之刃对准一个沉眠者，疯狂出击。29100 29165 29456，仅仅只是一个瞬间，37个沉眠者便被秦风给放倒了。杀掉沉眠者之后，秦风又将矛头对准了地上那37个极其烦人的墓碑。刷刷刷，猩红之刃带起一道的红光，
将地面上的37座墓碑搅成了碎片。做完这一切之后，秦风紧绷的神经陡然抽痛了一下。显然，如此精微的操作对现在的他而言也是个不小的负担。与此同时，背对着秦风的莫拉比也反应了过来。只见他扭转腰身，一刀便砍向了秦风的脖梗子——烈火刀。感受着刀锋之上的磅礴巨力，秦风清楚，要是被这一刀给砍中了，命都得交代在这里。更为骇人的是，这一刀不仅是大力，成功几率极高，而且速度也是快得吓人。想要以寻常的走位来躲避，基本上不可能。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秦风就没有办法避开这一刀。擦着刀锋，秦风在最后一刻发动了刚刚冷却完毕的斩龙闪，闪出了烈火刀的攻击范围。这一瞬间，攻手瞬间转换，闪开攻击的秦风获取到反打的机会。嗡嗡嗡嗡，在秦风的控制之下，100把猩红之刃瞬间调转过头来，朝着莫拉比就扎了过去。然而，在这些猩红之刃即将要建功立业之时，莫拉比的身躯却顿时变成了一片绿色的虚影，虚无形态。虚无形态效果规避所有物理伤害。然而，这还没有完。随着一声声咚咚咚的响动，秦风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值竟然在以每秒5%的损耗飞速下降。察觉到这份异样之后，秦风知道莫拉比这是开启了他的被动技能邪心光环。最大的伤害手段猩红之刃没了作用，自己的生命值也在邪心光环的影响下不断削减。豆大的汗水从秦风额头上滑落，秦风清楚，此刻他要是再不搏一把，今日估计就要交代在这儿了。猩红之刃没有了作用，唯一对亡灵法师莫拉比有效的便是能砍出刀芒的天外飞仙。和猩红之刃不同，天外飞仙斩出的刀芒属于魔法伤害，能够规避掉虚无状态的防御，但天外飞仙却有着一个巨大的缺陷，释放这个技能之时，秦风需要停留在半空之中，彻底放弃掉走位能力。明火暴击的冷却时间有9秒，此前的一番交手已经让明火暴击的冷却了将近5秒的时间。一旦在剩下的4秒钟之内不能解决掉莫拉比，秦风的处境可就危险了。毕竟他可没有第二个可以规避明火暴击的幻影替身。想到这里，秦风的眼神愈发坚定了起来。与其和莫拉比干耗着，任凭蝎心光环磨损自己的血量，还不如赌一把，把主动权重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心念一动，秦风立刻就有了决断。他先是使用猩红标记，将200%的增伤印记印刻在了莫拉比的身上。下一刻，秦风发动天外飞仙，只见他陡然传送到半空之中，一道道刀芒划破空气，朝着虚无形态的莫拉比便砍了过去。在天外飞仙280%的攻击速度加成之下，秦风1秒就可以斩出18道刀芒，配合着猩红标记200%的增伤效果，他的每一道都可以斩出将近3万点的伤害。27891 27865 27638，轰隆一声，被迫走出虚无形态的莫拉比无比沉重地倒在了地面之上。每秒18道伤害，不到2秒的时间，莫拉比的血量就被他给清零了。可就在秦风清空了莫拉比血量的同时，一道提示音却在他的耳边响了起来。叮咚，亡灵法师莫拉比触发了被动技能冥魂再生，莫拉比消耗了1/3的亡灵能量，完成重生，血量恢复100%，并制造出范围达300码的迟缓区域。秦风耳边响起这道提示音的那一刹那，倒地的莫拉比便从地上翻了起来，提着手中钢刀，朝着秦风所在的位置便扑了过来。看着冲向自己的莫拉比，秦风心中大定，他不怕对方和他硬碰硬，就怕对方与他纠缠。现在的秦风幻影替身已经交过了，冷却时间还有将近38秒。天外飞仙刚刚使用，有着40多秒的冷却时间。唯一有着充足伤害能力的，便是凝聚而出的100多把猩红之刃，这些利刃还可以留场22秒，但光有伤害却是不够的。他需要趁着猩红标记的增伤 buff， 在4秒不到的时间里，一举打空亡灵法师莫拉比剩下的3条命。一旦亡灵法师选择和他周旋，拖到了明火暴击冷却完毕，秦风就会彻底失去主动权。幸好的是，亡灵法师并不了解他选择的战斗策略，正中了秦风下怀。莫拉比复活之际，秦风便有了动作。只见一把猩红之刃瞬间划破空气，狠狠地捅进了莫拉比的躯体之中。27891 27865 27638，在猩红标记的加持之下，即便面临着拥有着4000点防御力的亡灵法师莫拉比，这些猩红之刃也在一瞬间便打出了270多万点的伤害。随着一条条赤红的暴击伤害数值条的升起，莫拉比再度倒在了地面之上。叮咚，亡灵法师莫拉比触发了被动技能冥魂再生，莫拉比消耗了1/3的亡灵能量，完成重生，血量恢复100%，并制造出范围达300码的迟缓区域。提示音炸响在秦风耳边，莫拉比瞬间翻身，竟然又是站了起来。不过有了之前的那一番经历，莫拉比并没有选择和秦风硬杠，而是掉头就跑，将距离控制在了280码左右。蝎心光环的影响范围有300码，莫拉比的意图很明显，他要用蝎心光环的掉血效果，活生生熬死秦风。但此时的秦风又怎么可能让他如意？精神一动，猩红之刃化作一道道流光，径直扎向莫拉比，再度清空了莫拉比的血量。杀完莫拉比之后，提示音再度在秦风耳边响起。与此同时，秦风猛地向前冲去，拉近和莫拉比之间的距离。瞬息过后，莫拉比再度站起身来。和之前2次不同，这时的他若是再度死亡，他便会真的死去，再无重生的机会。起身之后，莫拉比全力向外逃去。从秦风前压的动作之中，莫拉比清楚，这些伤害能力吓人的利刃是有极限距离的。虽然不知道这些利刃的极限距离是多远，但是能跑远一点，便能多一分得胜的希望。然而，此时的秦风却不能让他如愿。在秦风的计算之中，明火暴击的冷却不到半秒就要转好了。
若是让他逃了，一边倒的局面瞬息之间就会迎来反转。想到这里，秦风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直接交出了捏在手中多时的斩龙闪，瞬间便出现在了莫拉比的身后。落地之时，秦风手执斩龙之刃一斩而下。叮咚，你触发了绝对迟缓效果，降低目标莫拉降低200%的时间感知力，持续6秒。随着一道提示音的响起，莫拉比的速度瞬时便慢了下来，就跟慢动作电影一般。见着此景，秦风心神大定，他知道这一次他又赌赢了。刷刷刷，猩红之刃如约而至，狠狠地斩击在了莫拉比的后背之上。27891 27865 27638，赤红的暴击伤害数直条闪过，莫拉比这只打不死的小强终于无力地倒在了地上，爆出了一地的装备。叮咚，亡灵法师莫拉比触发了被动技能冥魂再生，亡灵能量耗尽，技能发动失败。叮咚，你击杀了传说阶 BOSS 亡灵法师莫拉比，获得经验值 80W 点。叮咚，你击杀了传说阶 BOSS 亡灵法师莫拉比，达成首杀成就，特奖励属性点40点，特奖励金币10000枚，特奖励技能点10点，特奖励幸运值5点，特奖励高阶被动技能冥魂再生。鉴于玩家特殊职业无法使用本技能，冥魂再生已自动替换为支援专属技能鲜血魔警。听着耳边噼里啪啦的系统提示音，秦风顿时一怔。在拿下莫拉比首杀之时，秦风就预料到了自己会得到莫拉比最为恶心人的技能冥魂再生。毕竟在上一世里，这种事情也是有先例的。不过那时的秦风并不是很在意这个技能，因为他是战士，没有亡灵能量，使用不了这个技能。可没想到的是，猩红收割者这个 SSSS 职业居然如此的霸道，能够直接把获得的被动技能冥魂再生替换成为职业专属技能鲜血魔警。秦风对于猩红收割者得专属技能一向是非常有信心的，且不必说开挂一般的暴雪，单单就是猩红之刃和猩红标记这两个专属技能，就足以彰显出 SSSS 级职业的霸道之处了。想到这里，秦风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打开查看面板，查看新获得的技能，他将目光扫向了地面上爆出来的战利品，准备在收拾完这些东西过后一起查看。叮咚，你获得了传说阶装备狂战者臂章。叮咚，你获得高阶技能书虚无形态。叮咚，你获得法师职业5转职业技能书冥魂侍奉者。叮咚，你获得传说阶随机附魔卡片宝箱。捡完地上的装备之后，秦风查看起了本次的收获。首先点开的自然就是让秦风期待不已的鲜血魔警。鲜血魔警等级 Max， 效果1，血量提升 500%。 2，异常状态抗性提升 100%。 3，每击杀一名敌人，掠夺敌人 50% 的生命值，储存在血池之中，血池储存上限为角色血量的 1000%。 血量被清空之后，角色自动重生，并从血池储存血量之中获得治疗。多出的储存血量会1:1化作护盾，护盾持续30秒，冷却时间30分钟。限制：猩红收割者职业专属技能。介绍：杀戮会让你更加强大。看完这个技能之后，秦风大为震撼。在晋升到17级之后，秦风已然拥有了将近100点的力量值，换算下就等于2000点的血量。得到这个技能之后，秦风自身的血量瞬间提升 500%， 裸装总血量一下就达到了1万点。再加上斩龙之刃晋升过后给他提供的1480点力量值，以及其他装备带来的力量增幅，秦风的血量一下子就达到了4万多点，冲到了大多数30级战士都未必能拥有的血量上限。而且这还远远不是这个技能的上限，随着秦风本身血量的提升，这个技能还能为秦风带去更大的增幅。若是等到秦风40级解锁了无限成长天赋，配合上这个被动技能，秦风每击杀一个敌人便能为他带去5点的生命值增长。以秦风这惨绝人寰的刷怪速度，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他便能将血量堆到让所有人都叹息的程度。想到这里，秦风又将目光放到了这个技能的第2效果之上，异常状态抗性提升 100%。 看到这个效果，秦风还算比较满意。高额的异常状态抗性能够缩短秦风被控制的时间，并抵消掉部分的 buff， 能够让秦风面对负责战局之时更加的游刃有余。看完这个效果之后，秦风将目光放到了第3个技能效果之上。和此前的2个技能效果不同，这第3个效果才是鲜血魔警这个技能最为霸道的地方。每击杀一名敌人，掠夺敌人 50% 的生命值，储存在血池之中，血池储存上限为角色血量的 1000%。 血量被清空之后，角色自动重生，并从血池储存血量之中获得治疗。多出的血量化作护盾，持续30秒。这个技能对于秦风而言并不是简单的重生，有了这个能力之后，暴雪之后的虚弱期将不再成为秦风的限制。只要在开启暴雪之前，秦风能完成血池的积累，那秦风就可以在暴雪进入虚弱期之后主动送死，获得重生的机会。以秦风这恐怖的伤害能力，完成鲜血魔警的储能要求再是简单不过了。只要冷却时间控制得好，暴雪、鲜血魔警之间就能够形成永动机，让秦风一直保持巅峰战斗力。查看完这3个效果之后，秦风关掉了技能面板，看向了他此次获得的其他战利品。狂猎者臂章，钻石阶，类型套装1/3，等级50级，等阶钻石阶，攻击力3400-3600，限制战士，耐久10000-10000，附加特性1，力量值加400，敏捷加400，体力加300，智力加300。2，刺激能量护盾，套装效果未解锁，开启后获得一个能抵挡10万点伤害的护盾，冷却时间60分钟。3，狂猎，套装效果未解锁，开启后获得100%冷却缩减，持续时间15秒，冷却时间60分钟。4，无视等级限制，
套装效果未解锁及其3件装备过后，可以无视使用者等级进行装配。介绍：战士职业的梦幻套装，凑齐之后将会拥有改天换地的力量。看完这份介绍之后，秦风的心脏咚咚咚的跳了起来。狂猎者套装他已经凑齐2件了，只差1件战靴，他就能彻底解锁这件套装。到那时，他的战斗能力还会向上迈步整整1个档次。看完这件装备过后，秦风便将目光看向了另外的战利品。虚无形态，等级1，效果：化作虚无形态，规避物理伤害。限制：法师职业方可学习。介绍：法师职业的高阶技能之一，配合着元素类技能使用时有奇效。冥魂侍奉者，类型：法师职业转职技能书。效果：转职冥魂侍者，获得专属技能冥魂附体，冥魂再生。限制：法师职业50级转职之时可以使用。介绍：源自冥魂大帝的技能书，使用过后便能成为不死的冥魂。随机附魔卡片宝箱，传说。等阶：传说。效果：使用后可随机抽取出1张传说阶的附魔卡片。限制：无限制。介绍：传说级的附魔卡片宝箱，开启之前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会得到什么。看完这些战利品的信息过后，秦风觉得有点亏。高阶技能书虚无形态和法师5转技能书冥魂侍奉者都是非常不错的资源，只可惜由于职业限制，这2样东西对他而言都是没有价值的。不过没有价值却不意味着没有价格，只要等秦风回到枫叶城，他就可以把这2样东西卖给米特尔拍卖场，轻轻松松就能给他换回10多个亿的金币，简单换算一下，约等于一把史诗级的武器。想到这里，秦风将目光放到了刚获得的一个宝箱之上。这是一个附魔卡片宝箱，开启之后能获得一个附魔卡片，为装备提供附魔效果。在整个神域世界里，附魔卡片都是极其烧钱的，和强化、增幅、锻造并称为4大烧钱天坑。想要得到1张附魔卡片很容易，但若是想要拿到1张符合自己需求的附魔卡片，却是无比的艰难。附魔卡片的获得一共有2种途径，第一个是打 BOSS 开宝箱，第二个就是在官方的卡片售卖商城里购买抽卡宝箱。然而，官方商城的里抽卡宝箱价格却是无比的高昂，仅仅只是一个黑铁级别的抽卡宝箱，就敢堂而皇之的要价15万金币。若是想要在官方渠道之中购买到秦风手中这个品质的宝箱，则至少需要花费1个多亿的金币。然而，购买宝箱费用还不是抽卡最大的花费，最少钱的地方还是在于抽卡的成功率。和一般的网游不同，神域里的抽卡宝箱可没有什么保底概率，抽到最顶级附魔卡的概率永远都是吓人的 0.1%。一旦抽卡者的脸比较黑，那就只能看着抽出来的废物叹息。想到这里，秦风不禁淡笑着摇了摇头。对于其他人而言，抽卡的概率是完全不可能被操控的，能不能抽到好的附魔卡，全看自身运气。但对于秦风而言却不是这样，他可是拥有着幸运女神胸针的人。想到这里，秦风取出了幸运女神胸针，伸出手指摩挲了2下。下一刻，一道系统提示音在他耳边响起：叮咚，你使用了幸运女神的胸针，该物品耐久度1，你获得50点幸运值将加成，持续5分钟。听到这声系统提示音，秦风也不犹豫，瞬间便开启了附魔卡片抽卡宝箱。叮咚，你获得传说阶附魔卡片极限功法。看着出现在手中的极品附魔卡，秦风脸上浮现出了欣慰的笑容。幸运女神的胸针果然名不虚传，果真让秦风抓住了这 0.1% 的概率。想到这里，秦风直接打开了传说阶附魔卡片极限功法的介绍，查看了起来。极限功法传说，等阶传说，效果：使用后有 30% 的概率让装备获得 50% 的增伤效果。限制无。介绍：极度稀少的传说阶附魔卡片，能抽到它，你已花费了毕生的运气。0.1% 的几率都能被幸运女神的胸针所左右，30%的几率还不就是白送？看着效果一栏上写着的 30% 的成功率，秦风毫不犹豫的便使用了这张附魔卡片。下一刻，秦风手中的斩龙之刃爆发出一阵金光，再看之时，斩龙之刃上已然出现了一条新的附加特性。附加特性：攻击时获得 50% 的伤害增幅。刷刷刷，秦风挥舞了几下斩龙之刃，只觉得锋芒更胜从前。整理完背包，完成附魔之后，秦风再度向013号基地深处走去。亡灵法师莫拉比战死之后，秦风再也没有遇到任何像样的阻挡。一路横推之下，秦风很快便来到了基地的最底层。抵达此处过后，秦风便看见了容貌丑陋的好比外星人的阿基多。和秦风预料的不同，阿基多在看到秦风的那一刻并没有慌张，反而露出了一抹自认为温和的笑容。杀了莫拉比之后，还能毫发无伤的走到这里来，你的实力非常的不错，我很珍惜你的才华，不希望你这样的天才就这么夭折，所以我准备大发慈悲，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加入我们黑教团吧，你将和我们一起享受主的荣光。叮咚，黑教团对你发起招揽，是否选择加入？听着系统提示音，秦风的嘴角不自觉地抽了抽。潜意识里，黑教团是第一个被毁灭的邪恶势力，结局惨得不行不行的。算算日子，此刻已然离黑教团的覆灭不远了，秦风又怎么可能加入他们？想也没想，秦风便在心中拒绝了阿基多的招揽。而后，秦风召唤出探查之眼，对着阿基多便使用了探查术。阿基多博士，钻石，等级48级，等阶钻石，血量15000015000，攻击力12000-18000，防御力2500，技能高阶炼金术、高阶生物武器改造、高阶图纸创造、高阶炼金药剂制造、魔化形态、战争践踏、高阶力量增幅。介绍：曾是教廷的研究人员，因为不为人知的往事加入了黑教团。看完阿基多博士的信息之后，秦风感到极度的无趣。达到17级之后，秦风一共通过升级获得了140个属性点。
再加上几次成就的奖励，秦风的自由属性点便达到了210点。由于 SSSS 职业猩红收割者的特性，每次转职成功，秦风都能获得一次洗点的机会。他根本就不用去考虑属性点分配问题，可以完全按照当前需求分配属性点。由此，秦风一共加了150个点的力量，他的裸装攻击力也因此达到了190点，再加上一众装备的力量以及攻击力加成，秦风的基础攻击力便达到了恐怖的4590点。配合着斩龙之刃70%的增伤效果，以及高级刀术专精30%的增伤，还有附魔卡片50%的增伤效果，再叠加上第一天赋10倍暴击的高额爆伤加成，秦风一刀的伤害便来到了114750点。以阿基多博士15万的血量，2500点的防御力，还不够他3刀砍的。想到这里之后，秦风提着斩龙之刃便向阿基多走去。见秦风的动作，阿基多知道自己的提议被这个年轻人拒绝了。阿基多勃然大怒，顿时就开启了魔化状态。随着一阵绿色烟雾的消散，开启了魔化状态的阿基多博士显露出了身形。叮咚，炼金术士阿基多开启了魔化状态，生命值提升500%，攻击力提升300%。听着耳畔响起的系统提示音，秦风的脸色并没有什么变化。5倍的血量提升，无非就是多砍2秒的事儿。如果使用了猩红标记，这个时间还会大幅度的缩减，根本不足以让秦风动容。至于那300%的攻击力提升，秦风更是不放在眼中。他若是让阿基多博士这样的科研人员给打中了，那才是彻彻底底的笑话。想到这里的同时，两人的距离也近了。算好落点，秦风一个斩龙闪便闪现到了阿基多博士的身后。下一刻，斩龙之刃重重砍在阿基多博士的后背上，一道赤红的暴击伤害数值条飘起，阿基多的血量瞬间就蒸发掉了一大截，64750。感受着后背上传来的剧烈疼痛，阿基多并没有后退的意思。先前在秦风和莫拉比战斗之时，阿基多就已经通过了传向水晶看出了一点端倪。整场战斗之中，秦风并没有正面硬抗过一次攻击，别说是莫拉比的斩击，就连沉眠者的攻击秦风都是不肯硬抗的。哪怕秦风的刀都快落到了沉眠者的脖子上，他也会为了躲避即将到来的攻击，选择放弃斩首行动。通过这些细节，阿基多猜测秦风之所以能拥有如此恐怖的伤害能力，一定是动用了某些秘法，再配合上他手中的那把成长型武器才得以实现的。只要能顶住秦风的攻击，命中他的身体，说不定只需要一次攻击就足以将眼前这个看似强悍的敌人给杀死。也正是因为这个猜测，使得阿基多选择了和秦风战斗，而不是等待支援的到来。他想独占秦风的武器。看着拧转身体面朝着自己的阿基多，秦风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出了一种名为贪婪的情绪。也不多想，秦风抬手便是一刀，狠狠地劈砍了在阿基多的胸膛之上。64977。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绝对迟缓效果，阿基多对于时间的感知力下降200%，持续时间6秒。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破碎效果，阿基多每秒受到45000点的伤害，持续时间6秒。随着2声提示音的响起，秦风清楚地看到阿基多眼神之中的贪婪瞬间就变成了无边的恐惧。在阿基多的视野之中，周遭的一切都变快了。原本他虽然躲不掉秦风的攻击，但是他的视力却是能够察觉到秦风攻击的轨迹的。可现在秦风的速度居然瞬间提升到了极致，使得他完全看不到秦风的斩击，只能任由那携带的恐怖伤害的斩击一刀刀的落在自己的身上。阿基多转身就想跑，但是无论他如何躲避，秦风的攻击就跟复古之驹一般，如影随形的就跟了过来。很快，阿基多博士的血量就被秦风砍到了30%左右。看着阿基多博士满身的脓包和粘液，秦风实在被恶心的有些受不了了。下一刻，秦风发动了猩红标记，将200%的增伤印记刻印在了阿基多的身上。而后，秦风使用出猩红之刃，虽然地面上的鲜血不是很多，但依然凝聚出了9把猩红之刃。刷刷刷刷，猩红之刃裹挟着呼啸的破风声，狠狠地扎进了阿基多的身体之中。193737 193784 193,756，一道道赤红的伤害数值条跳出，阿基多的残存不多的血量瞬间被清空。而后，动作迟缓的像条痴呆老狗的阿基多博士带着一脸的恐惧，重重地倒在了地上，爆出了一地的战利品。与此同时，一道系统提示音也在秦风的耳边响了起来。叮咚，你击杀了钻石界 BOSS 炼金术士阿基多，达成首杀成就，特奖励副职业转职卷轴炼金术士，奖励20点属性点，10点技能点。解决掉阿基多博士之后，秦风走到了他的尸体面前，收捡起了战利品。叮咚，你获得高阶技能书生物炼金术。叮咚，你获得高阶技能书炼金炸弹。叮咚，你获得高阶技能书炼金药剂制作。叮咚，你获得炼金药剂制作药方高级恢复药剂。叮咚，你获得炼金药剂高级恢复药剂。看到本次的收获，秦风激动的手都在发抖。在神域之中，每个玩家在40级过后都可以领取副职业转职任务，完成了任务之后就能拥有一个副职业。而在一种副职业之中，最得秦风心意的便是炼金术士这个职业。转职炼金术士之后，秦风就能够自行制作炼金药剂，弥补续航的缺陷。而且，炼金术士所独享的一系列炼金术炸弹，也可以大大增强秦风面临群怪之时的战斗能力，不至于让他每次刷怪都要一刀刀的砍过去。不过，秦风现在还只有17级，离转职副职业还有23级的差距。虽然秦风升级的速度已然快得令人发指了，但想要在短时间内达到40级，还是有着很大的难度的。想到这里，秦风便将这些战利品收纳回了系统背包之中。收拾完这些东西过后，秦风提着斩龙之刃便向实验室走去。在秦风潜意识的记忆里，013号秘密基地的自毁装置就设置在这座实验室之中，而且在实验室里
还有着一条秘密通道。开启自毁装置过后，完成摧毁任务过后，秦风就可以通过秘密通道离开这座基地，所以他无论如何也要前往实验室。很快，秦风就走到了实验室里。由于阿基多博士的惨死，实验室里的一众研究人员都缩在了一起，双手抱头，企图让秦风放过他们。但秦风可不这么想，这些人本来就是一群坏种，还不能为他所用，不杀了留着干嘛？意念一动，猩红之刃瞬间便冲了进来，将这些科研人员全部斩杀当场。叮咚，你击杀了黑教团科研人员，获得2000点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黑教团科研人员，获得2000点经验值。听着耳边响起的系统提示音，秦风缓步走向实验室尽头的一个小房间，能摧毁整座基地的自毁装置的启动器便在那个房间里。可是没等秦风走出去2步，他却听到了一声求救：“救我！”循着声音寻找过去，秦风看到了一个躺在试验台上的女子。实验室很大，女子所在的实验台离秦风也比较远，这使得秦风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发现这个被死死束缚在实验台上的女人。若不是这个女子出声呼救，一心专注着摧毁基地的秦风说不定到最后都发现不了她。看着四肢和躯干都被固定住的女子，秦风的眉梢陡然跳动了一下。让他如此吃惊的是这个女人的 ID NPC 卡莱尔。看到这个名字的一瞬间，秦风的脑海之中便有无穷的记忆闪烁了出来。在潜意识里，眼前这个女人最终可是成长为了一方巨偶，就连高高在上的神灵也将她视作是接班人。在游戏后期的一次地窟讨伐战争之中，因为情报错误，卡莱尔被10位地窟魔王级魔物围困住了。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位 NPC 会死在地窟之中之时，卡莱尔却提着3颗头颅返回到了人类世界里，成为了整个神域大陆之中屈指可数的能从地窟深处全身而退的顶级强者。看到卡莱尔的那一瞬间，秦风并没有想到居然会在这个地方遇到还未彻底成长起来的卡莱尔。想到这里过后，秦风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走进小房间启动基地的自毁程序，而是快步走到了卡莱尔的面前。看着站在自己身前的陌生男子，一道细微至极的呼救声再度从卡莱尔的喉咙里传出：“救我！”秦风刚一进入这个实验室之时，卡莱尔并没有太大的情绪变化。然而等到秦风眼也不眨地击杀掉黑教团的研究人员过后，卡莱尔却是突然对秦风多出了一点信任。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在求生欲望的驱使之下，卡莱尔放下了心中的戒备，再度向秦风呼救：“你别怕，我马上就帮你出来。”说完这句话之后，秦风并没有立刻把卡莱尔给放出来，而是转身回到了实验室的另外一头，从几个科研人员的衣服兜里取出了打开镣铐的钥匙。和一般的镣铐不同，这些凝聚着巨大魔力的镣铐是不能够用暴力破解的，一旦被人用暴力破坏，这些镣铐就会成为炸弹，将束缚之人炸成渣渣。取到钥匙过后，秦风蛇返回了卡莱尔的身边，轻轻帮他解除起了身上的束缚。看着眼前这个替自己解除着镣铐的男人，卡莱尔疑惑地开口问道：“你是我的老师派来救我的？”秦风轻轻摇头，继续拆解卡莱尔的镣铐：“不是，那是谁派来的？没人派我来，路过的而已。”秦风淡淡回答了一声，而后便自顾自地拆除起了剩余的几处镣铐。路过？骗谁呢？当黑教团的秘密基地是菜市场吗？看着秦风冷冷的表情，卡莱尔并没有将心中的猜想付诸于口头，生怕触怒了眼前这个来历神秘至极的男人，从而错失逃生的机会。从秦风的身上，卡莱尔察觉到了一股子浓郁至极的血气，这种血气并不是方才沾染上的，而是一种杀了无数生灵之后才能拥有的一种威压。卡莱尔从教廷的护卫骑士团首领身上感知到过这种血气，但其的浓郁程度还不如眼前的这个男人。再加上这里可是黑教团的秘密基地，虽说由于近期的一系列行动，这座基地里的部分强者都被抽调去了别的地方，但这座基地的防御能力却依旧强悍的有些吓人。就不说那强大的有些没边的亡灵法师莫拉比了，更不说这基地里那数量不少的沉眠者，单单就是那长相极度恶心人的炼金术士阿基多，也是个非常强力的人物。如此强大的防御力量，即便把枫叶城的护城军队派来，也不一定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攻破。然而眼前这个男人却在他被抓进这座基地后，不到30分钟的时间内杀到了基地的最底层。更为让他震惊的是，眼前这个做到惊人壮举的男人，脸上竟然看不见一丝一毫的自得，那表情甚至还有些厌烦，就跟他小时候捏死一只害人蚊子时一般无二。想到这里，卡莱尔能100%的肯定，眼前这个男人绝非凡俗。啪嗒一声轻响过后，束缚着卡莱尔的最后一个镣铐被秦风解开了。拆除完成之后，秦风拿出2瓶药剂丢到了卡莱尔的面前，而后淡然道：“喝下这2瓶药剂，跟我来。”说罢，秦风便头也不回地往实验室的另一头走去。看着手中的2瓶药剂，卡莱尔犹豫了一阵子之后，便咕嘟咕嘟地喝了下去。秦风既然解除了他的束缚，就没有理由用这种方式来害他。而且这2瓶药剂他还见过，正是枫叶城里最常见的高级恢复药剂之一。喝完药剂之后，卡莱尔强撑着失血过多导致无比虚弱的身体，竭尽全力跟在了秦风的身后。听着身后响起的脚步声，秦风脸上浮起了一抹淡淡的微笑。对付这种身在高位的女人，就不能表现得过于热切。太过于热切了，不但达不到自己的目的，还容易让对方把自己当成工具人。成功达成初步目的之后，秦风将注意力放回到了不远处的小房间之上。对于他来说，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摧毁这个基地，完成三皇子陈天阳的隐藏任务。进入实验室小房间过后，秦风循着记忆之中的位置径直走向了控制台，而后便开始执行摧毁操作。警告，此为013号基地自毁程序，请确定是否开启。提示音在秦风耳畔响起的一瞬间，秦风便按下了确定按钮。提示：013号基地将会在10分之内自毁，请火速通过秘密通道离开。提示音响起的一瞬间，
中控台的玻璃屏幕上便出现了一个鲜红的倒计时标志。看见这个倒计时的一瞬间，秦风便头也不回地走向小房间的一角。经过一番敲击之后，秦风确定了秘密通道所在的位置。而后，秦风拿起斩龙之刃，挑开了该处的地板。地板被挑开之后，一块带着密码的机械锁出现在了秦风的面前。这个机械锁是不能通过暴力破解的，一旦被暴力破开，基地的自毁程序就会立刻执行，吞噬掉这座基地里所有人的生命。而这也是黑教团用来对付入侵者的真正杀招。在黑教团的人看来，在自毁程序上设置密码是个非常愚蠢的方案。敌人既然已经杀光了基地里的所有人，即便设置了密码，也不一定对敌人有效。然而，把密码设置在逃生通道可就不同了。一旦敌人由于不知道密码选择了暴力破坏机械锁，基地内的自毁装置就会成为黑教团的复仇之矛，让入侵之人同基地一起灰飞烟灭。不过，这些东西可阻拦不住拥有着两世记忆的秦风。只见秦风手指翻飞，瞬间便输入好了长达16位的密码。前世里，这个密码秦风输入了无数次，根本就不可能有出错的时候。提示：密码正确，请教徒迅速离开013号基地，基地将于9分33秒后自毁。机械锁打开，提示音落下，秦风纵身一跃，跳进了刚刚出现的面前的坑洞之中。见着秦风跳下了坑洞，丝毫没有理会自己这个伤残人员的意思。卡莱尔又急又气，很想开口骂两句，但是在心底他却一直劝慰着自己，这是恩人，救了你已经很不错了，怎么能指望别的呢？想到这里，卡莱尔强拖着虚弱不堪的身体，随在秦风的身后跳进了坑洞之中。扑通！嗷！一声重物落地的声音伴随着一声痛呼，一起钻进了秦风的耳朵里。秦风脸色一淡，转头向后方看去，见秦风回头，卡莱尔坚强的手撑地面，作势要站起来，但挣扎了几次之后，失血过多的他终究是没有这个力气。咚咚咚的脚步声响起，走在前面的秦风折返了回来。见着此景，卡莱尔面色羞赧的低下头，一幅画面无法遏制的在他脑海之中播放了起来。在卡莱尔的想象之中，秦风非常绅士的伸出手，微笑着望着他，声音柔和如春风的说道：“把手给我，我带你走。”他则是羞怯的把手递给了对方，而后便被秦风一把环抱而起，放在了胸口处。事实上，他确实被秦风抱了起来，但却不是环抱。等待着卡莱尔的也不是秦风温暖而又坚实的胸膛，而是坚硬结实的肩膀。哦，被秦风的肩膀这么一顶，卡莱尔腹部顿时就翻江倒海了起来。好在他控制力还算不错，没有将一肚子的酸水吐到秦风的衣服之上。扛上卡莱尔过后，秦风顺着通道快步往基地外走去。很快，在秦风的全力奔行之下，两人非常顺利地离开了基地，回到了地面之上。刚走出安全通道没多久，一声沉闷到了极点的爆炸之声便从秦风身后不远的土地下方传来。轰隆！随着这一声闷响，那一块的地面迅速便沉降了下去，化作了一个巨大的天坑。朝着天坑仔细看去，还总能在天坑之中发现不少断裂开来的金属墙壁。叮咚，恭喜你完成了传说及隐藏任务，摧毁黑教团的秘密基地。叮咚，你摧毁了黑教团的013号秘密基地，特奖励道具进阶任务完成卷轴。叮咚，由于你摧毁了黑教团的013号基地，杀死了该基地内的所有留守人员，黑教团对你的好感度下降50点，当前好感度50，当前关系为死敌。叮咚，你摧毁了黑教团的013号秘密基地，当前基地转化为新的副本013号基地的副面，你自动成为该副本的拥有者，且有权利选择是否对其他玩家开放。提示：由于特殊原因，你触发了随机任务，黑教团绿教者请逃离他们的追捕。听到脑海之中响起的系统提示音，秦风脸上顿时露出了凝重的神色。他没有想到自己不过是摧毁了黑教团的一个基地而已，黑教团居然就派出了绿教者来追杀自己。要知道，黑教团里的绿教者们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是精锐。他们的任务一是毁灭教团内部不服从教宗命令的异端分子，其二便是刺杀各大帝国的高官大员。神域大陆是个强者为尊的世界，但凡能在各大帝国担任要职的，十有八九都是顶尖强者。能对这些人执行刺杀任务，可想而知，这些绿教者的实力究竟有多么的恐怖。做个类比，绿教者之中最为普通的士兵，其实力都在亡灵法师莫拉比之上。以秦风现在的实力，对上3-5个绿教者，兴许还有几分胜算。但要是遇上7-8个、10几个绿教者，秦风就有些力不可支了。想到这里，秦风便从背包里翻出了狂猎者披风，把这根披风用成了束缚带，将卡莱尔紧紧地捆在了背后。你要干什么？感受着身体之上传来的秘密的摩擦感，卡莱尔羞红了脸，结结巴巴地问道。秦风并没有搭话，只是不停地收紧着身上的狂猎者披风。绑到不能再紧的时候，秦风开口吩咐道：“抱紧我，别松手。”说罢，便全力朝着枫叶城所在的方向奔行而去。卡莱尔愣愣地听着秦风的话，眼中的羞赧之色顿时一扫而空。虽然此时的他还不清楚秦风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他却从秦风的话语之中听出了巨大的危险意味。察觉到危险之后，卡莱尔也顾不得男女大防了，伸出手便紧紧环抱住了秦风，两条修长的腿也紧紧蜷在了秦风的腰上。在卡莱尔做好这一切之后，秦风便开始了狂奔。为了追求更快的移动速度，他甚至召唤出了刀灵，而他的这一动作更是让身后的卡莱尔大大吃了一惊。先前秦风有所动作的时候，卡莱尔便已然觉察到了此时的危险。然而在秦风竭尽全力的加速之下，他才明白此刻的危局绝对不是他猜测的那般简单。身后的黑教团秘密基地已经塌陷了，基地里的黑教团教众们也被秦风杀灭殆尽了。能让秦风都如此紧张的追兵，只能是传闻之中以猎杀各大帝国上层人物为目标的绿教者。想到这里之后，卡莱尔脸色骤然间多出了一抹愧疚的神情。
在他看来，一个基地的覆灭根本不足以让黑教团派出数量极其稀少的绿教者。唯一合理的解释便是，这些绿教者是冲着他而来的。一瞬间，卡莱尔心中起了冲动，他想让秦风放下他，自己先逃。但是在求生的渴望之下，他却没有将这句话说出口，只是眼神无比担忧地望着秦风，并在心底默默立下了誓言。013号秘密基地上空，一道传送光门骤然出现，而后3个气息强大到了极点的人影从传送光门之中跳了下来。轰轰轰！3声巨响过后，3个绿教者落在了013号基地的废墟之上，将这座废墟踩出了3个巨大的深坑。看着眼前的基地废墟，3人尽皆显露出了凝重的神色。其中一个成员取出了一个探测仪器，放在了废墟地面上。一阵无形的波纹泛起，仪器的显示光屏上出现了一串串的数据。安娜，情况怎么样了？3人之中身形最为高大的一个男子开口询问道。队长，情况不怎么乐观，暂时没有查探到任何的生命迹象。说完这句话之后，安娜便又取出了一个仪器。和之前的那个不同，这个仪器更大，调动之时所需要的魔力也越多。一番查看之后，安娜眉头一蹙，报告起了信息。队长，莫拉比和阿基多都已经死了，而且……说到这里，安娜突然停下了嘴，扭捏了半天都不知道如何开口。直说。绿教者小队队长冷声质问。我没有检测到卡莱尔的尸体，他还活着。此话一出，队长的眼神明显就冷了好几度。观察着自家队长的反应，3人小队之中的另外一人顿时便领会到了其中含义。未等队长开口，他便俯下了身子，伸出左手按在了地面之上。下一刻，一道恐怖的波动从他手掌按住的地方扩散向整个荒原，将方圆500里的面积全部笼罩了进去，宛如一个巨大的雷达，但是其精准度和适用范围却远在雷达之上。嗡嗡嗡！一阵查看之后，男子收回了手掌。安德烈，情况怎么样了？队长，我看到了卡莱尔，还有另外一个男人。按照阿基多的描述来看，此人应该就是入侵者。此时，他正带着卡莱尔逃向枫叶城。枫叶城，队长呢喃着这3个字，眉头锁得紧紧的，似乎是在决断着什么。片刻过后，队长的脸上闪过一抹决绝的神色。立刻出发，把这2人抓回来。是。安娜和安德烈答应了一声，而后3人便向秦风逃离的方向追了过去。在绿教者发动探查能力之时，秦风和卡莱尔都有所察觉，2人的脸色均是一变。秦风脚下的步子更快了。然而，就在到达枫叶城外的一处农田之时，秦风的脚步却是停了下来。卡莱尔疑惑地看向秦风，张了张嘴，想要问些什么。然而，他终究是没有开口，因为他顺着秦风的目光看去，看见了站立在不远处的3名绿教者。看着眼前的这3个绿教者，察觉到身后并没有人围堵。秦风解开了束缚住卡莱尔的狂烈者披风，长长吐出了一口浊气。在此之前，当秦风听到系统提示的那一刻，他还以为有多少个绿教者在追赶自己呢？10个、20个，甚至30个，秦风都有猜测过。毕竟从他进入游戏到现在，每一次遇到的敌人数量都比他高出了几个数量级。然而现在，秦风却是清楚了，此次前来追击他的只有3个人。3个绿教者虽然强横，但对于此时的秦风而言，却不是不能战胜的。放下了卡莱尔之后，秦风淡然吩咐道：“躲到一边，找机会逃跑。我估计是顾不上你了。那你呢？”卡莱尔一脸担心地问道，眼神之中饱含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秦风并没有搭话，抽出斩龙之刃，便向面前的3个绿教者走了过去。一边走，秦风一边召唤出探查之眼，朝着3人释放了探查术。009号小队队长莫雷，等级68级，等阶传说阶，血量 120W，攻击力45000-56000，防御力5000，技能高级刀术精通，高级防御，高级闪烁，波动斩，寒冰突刺，魔化状态，伪装前行。介绍：黑教团培养出来的战争机器，擅长正面战斗。009号小队安德烈，等级65，等阶传说阶，血量 90W，攻击力33456-39728，防御力4500，技能超感知，野兽直感，高级匕首精通，高级闪烁，分身攻击，伪装前行。介绍：黑教团培养出来的战争机器，擅长刺杀。009号小队安娜，等级65，等阶传说阶，血量 90W，攻击力35781-41658，防御力4500，技能火焰暴轰，燃烧火球，地震，炎元素囚笼，迟缓之水，复苏之风，伪装前行，高级闪烁。介绍：黑教团培养出来的战争机器，擅长团队作战。看完了绿教者小队的信息，秦风眼神顿时变冷了下来，他的精神也绷得紧紧的。他知道今日这场战斗将会比以往经历的任何战斗还要艰难。唰的一声，秦风手执斩龙之刃斜斩了下去。下一刻，斩龙闪瞬间发动，秦风闪现到了安娜的面前。抵达安娜面前之时，斩下的斩龙之刃瞬间便划破了安娜的胸前的而盔甲，狠狠地砍进了其躯体之中。24750，一道赤红的伤害数值条自安娜头上飘出。在安娜高达4000的防御力面前，秦风的斩击只造成了不到3万点的伤害。这点伤害对于血量高达90万点的安娜而言，可谓是不痛不痒。在秦风发起进攻的同时，一旁的安德烈也动手了，抓住秦风一个空档，安德烈便闪现到了秦风的身后，一匕首便捅向秦风的后腰之处。然而他没想到的是，秦风早已预判到了他的攻击，在他抬手的那一刹那，秦风便发动了幻影替身，他把本尊传送到了安娜的身后，
而他的分身却是代替他承受了安德烈的攻击。刷刷两声，本尊分身同时释放出猩红标记，将2个印记同时叠加在了安娜的身上。确实，在猩红标记的持续时间内，释放者只能在目标身上刻下1个印记。然而，发动了幻影替身过后，秦风却可以打破这个限制，将2个猩红印记叠加在同一个目标身上。释放出猩红印记的那一刹那，本尊分手手中的刀也砍了下去。只听得刷刷两声，安娜身上便爆出了2道粗大的血线。同一时间，2道赤红的暴击伤害数值条也从安娜的身上跳了出来。369000 36万9千。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绝对迟缓效果，安娜对于时间的感知力下降200%，持续时间6秒。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破碎效果，安娜每秒受到45000点的伤害，持续时间6秒。在2道猩红标记的增幅之下，秦风一刀的伤害便达到了恐怖的45万9千点。即便是在安娜高达4500点防御能力的削弱之下，一刀的伤害也达到了36万多点。一个瞬间，安娜的血量便蒸发到了谷底。然而，这还没有结束，在绝对迟缓的影响之下，安娜足足在这2道斩击的恐惧之下沉浸了半秒钟，以至于她根本想不起她还有一个高级闪现技能。趁她病要她命，秦风眼中闪烁出一抹狠厉神色，一刀便捅向了安娜的肚子。受到安德烈的攻击之后，秦风的分身在展出那一记攻击之时便已然消散了。但即便如此，秦风本尊的伤害也足以杀掉安娜。哗啦，36万9千。随着一道伤害数值的飘起，安娜化作了一具尸体，倒在了地上。在她的身下，大团的鲜血不断流出，渐渐地汇聚成了一片小池塘，观其数量，足够凝聚出40多把猩红之刃了。与此同时，2道提示音也在秦风耳边响了起来。叮咚，你击杀了钻石街精英战士009号小队安娜，获得500万点的经验值。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18级，奖励20个自由属性点。耳边响起提示音的一瞬间，秦风便将新获得的2个点全部加在了敏捷之上。敏捷属性能够提升攻击速度、移动速度以及神经反射速度，还有动态视觉。而这4项属性正好是现在的秦风无比需要的。虽然这20点敏捷的提升并不多，但有总比没有好。加完点后，秦风将注意力放回了战场之上，看着地面上肆意流淌着血液，秦风强忍住凝聚猩红之刃的想法。要知道，此时009号小队还有一个最强的队长没有动手呢。强者之间的战斗其实就是一个不断交出底牌的过程，谁的底牌交得越快，败北的概率就会越大。想到这里，秦风便将目光锁定在了安德烈的身上。下一刻，秦风释放出猩红标记，一道血红的印记出现在了安德烈的身上。感受着身上这满是不祥气息的猩红标记，安德烈眉心猛地就是一跳。先前在安娜的身上，他就看到了这种印记，他知道正是这种印记才让安娜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丢了性命。心底的恐惧让安德烈把腿便往身后退去，但秦风又怎能让他安然离开？下一刻，秦风释放出刀灵，移动速度、攻击速度瞬间提升200%。紧握着手中斩龙之刃，秦风一个前踏步，瞬间便冲到了安德烈的身前。唰的一声，斩龙之刃泛着悠悠蓝光的刀身直接斩出了一声音爆，朝着安德烈的脖子便砍了过去。恰在此时，却有异变突生。在秦风动手的那一刹那，一旁揣摩秦风底牌的莫雷终于坐不住了。从先前安娜的死亡之中，莫雷看出了秦风那无比恐怖的杀力。此时，他的另外一个战友又是因为心底的恐惧而失了神，非常愚蠢的选择了后撤，把空门暴露在了秦风的面前。莫雷知道自己这时要是再不出手，安德烈的处境可就危险了。呼！就在秦风手中利刃就要斩中安德烈脖子前的那一瞬间，一道恐怖的破风声却从秦风身后钻到了秦风的耳朵里。在召唤刀灵的加持之下，秦风的神级反射速度提升了200%。得益于这个提升，秦风异常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份死亡的威胁。无奈之下，秦风只好放弃掉已经要完成的攻击，身子诡异地往左侧横移而去，擦着莫雷斩来的刀锋躲了过去。Miss！ 看到自己的偷袭一刀居然被秦风躲了过去，莫雷心中顿时便涌出了前所未有的凝重。从秦风闪避的这一套动作之中，他已然察觉出眼前的这个敌人恐怕会是这么多年以来遇到的最为棘手的目标。也不拖大，一击不成之后，莫雷瞬间便开启了大招魔化状态。霎时间，浓郁的黑气从莫雷身上泛起。片刻过后，黑雾之中出现了一双血红的眼睛。叮咚，009号小队队长莫雷开启了魔化状态，血量提升1000%，攻击力提升500%，移动速度提升300%，攻击速度提升200%，防御力提升100%。叮咚，009号小队队长莫雷开启了魔化状态，获得技能黑暗之力、魔化体魄、高阶愈合、高阶战斗本能。叮咚，随机任务黑教团绿教者由于不可抗力发生改变，随机任务强行更改为传说街任务009号小队的覆灭，请玩家击杀掉该小队所有成员。听着耳边响起的提示音，秦风眼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凝重。在查探到莫雷拥有魔化能力之时，秦风便对此时的情形有了预料。魔化状态是个非常强横的技能，使用者本身的实力愈发强大，这个能力也就能爆发出越强的战力。此前，炼金术士阿基多也使用过一次魔化状态，但是由于他的实力过于低微，魔化状态只给他带去了简单的血量以及攻击力的增幅。但此时却是不同，68级的莫雷早已完成了职业6转，其实力远在阿基多和莫拉比之上。由此，他开启的魔化状态自然能够得到更大的实力加成增幅，不仅给莫雷带去了巨量的基础属性提升，还让莫雷多出了整整4个战斗技能。以秦风现在的实力，不释放暴雪，
基本上没有可能战胜对方。想到这里，秦风缓步往身后退去。退后的同时，秦风打开探查之眼，查看起了莫雷此时的信息。009号小队队长莫雷，等级68级，等阶传说阶，血量 1200W 1200W， 攻击力 22.5W 28W， 防御力10000，技能高级刀术精通，高级防御，高级闪烁，波动斩，寒冰突刺，魔化状态，伪装前行，黑暗之力，魔化体魄，高阶愈合，高阶战斗本能。介绍：开启了魔化状态的莫雷，其实力几乎可以媲美职业7转后的玩家。看完莫雷的信息之后，秦风眉头紧蹙，最低25万点的伤害，只需要一下就能把秦风给弄死。就算秦风可以凭借超强的战斗意识躲避掉莫雷的攻击，那面对着莫雷高额的血量，此时的秦风也只能望洋兴叹。要知道，1200万点的血量已经非常可怕了，就算没有半点防御力，也是根极度难啃的骨头。更不用说那高达1万点的防御力了。1万点的防御力，每点可以抵消掉20点的伤害值，换算下来便可以抵挡整整20万点的伤害。以秦风的伤害能力，在不开启猩红标记的情况之下，所有的伤害都会被莫雷高额的抗性所抵消掉。即便开启了猩红标记，获得了200%的增伤效果，一刀砍在莫雷的身上，也不过只能打出11万点的伤害，需要整整100多刀才能够把这个强大的有些离谱的敌人杀死。更为让人绝望的是，眼前的敌人并非是不能移动的木桩。在进入魔化状态之后，莫雷获得了300%的移动速度加成，以及200%的攻击速度加成，再加上其本身68级所带来的高额属性，莫雷的速度便已然足够超出与秦风战斗意识方面的差距。想到这里的时候，秦风眼神之中闪过一丝坚定。既然局面已经这样了，那便没有了藏底牌的必要。按照莫雷当前的战力来看，3度暴血估计都胜不了他，想要杀死他，至少需要4度暴血。而想要在杀死莫雷之后，震慑住周边围观的一众大佬，让他们不敢趁乱捡漏，秦风则至少需要开出6度暴血。是的，此时的秦风已然发现了藏匿在周围的几股强大的气息。对面的莫雷显然也察觉到了这一切，不然也不会如此着急的开启魔化状态。不过秦风现在并不准备交出自己的底牌。此时幻影替身还在冷却之中，没有这个技能，秦风的爆发能力便会下降一个档次，与之相应的，他的威慑能力也会随之下降。为了永绝后患，避免与 NPC 之间不必要的争端，秦风需要用极致的爆发摧毁围观者们的觊觎之心。就在秦风思索着战斗策略的同时，黑雾之中的莫雷也完成了魔化。下一刻，状态提升数倍的莫雷陡然从黑雾之中冲杀而出，提着手中长刀朝着秦风便砍了过来。秦风目光炯炯，全神贯注地解析着莫雷的动作，前世无数次战斗累积起来的战斗意识瞬间被他调动到了极致。在此情况之下，秦风虽然无法完全看清莫雷的动作，但是所获得的信息已经足够让他做出预判。左边判断出此次攻击的轨迹之后，秦风骤然往右横移了一个身位，堪堪躲过了莫雷的攻击。Nice， 这次是冰柱，位置是正下方。秦风腾空跃起，瞬间发动天外飞仙，把这个技能当成了传送。唰的一声，一个带着凌寒光的冰柱从地下刺了出来，其攻击的位置正是秦风原来站立的地方。Nice， 看到自己2次进攻都被秦风躲避了过去，莫雷心中陡然升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经过此前的一番观察，莫雷已然看出秦风的等级并不是太高，所拥有的手段也算不得多么的高明。唯一出色的一点便是那种诡异至极、伤害能力又高的有些离谱的秘法。然而在经历了这2次攻击的失误过后，莫雷却是明白了秦风真正的可怕之处，那堪称空前绝后的战斗意识。此子绝不可留！莫雷眸中金光一闪，一个闪烁便出现在了秦风的身边。下一刻，浓郁的黑暗之力染上了他手中的长刀，他想乘着秦风身处半空无法防御的时机，一击斩杀掉对方。然而秦风却是早已料到了他的心思，在他闪现动作还未做出之际，秦风便已然发动了斩龙闪。须臾之间，两人的闪现技能一前一后的交出。然而攻守却是骤然反转，只见莫雷猛然斩出手中长刀，划破了秦风留下的残影，而秦风则是出现在了莫雷的身后。在猩红标记落在莫雷后背上的那一瞬间，斩龙之刃的刀锋便已然划破了莫雷的铠甲，在他的后背之上开了一条巨大的口子。Nice， 114,750，赤红的暴击伤害数值条刚一从莫雷头顶飘出，斩下一击的秦风毫不恋战，一个下落便落回到了地面之上。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绝对迟缓效果，目标莫雷时间感知力下降200%，持续6秒。叮咚，由于莫雷高额的异常状态抗性，绝对迟缓效果受到削减，莫雷时间感知力下降100%，持续3秒。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破碎效果，目标莫雷每秒损失10%的生命值，持续6秒。叮咚，由于莫雷高额的异常状态抗性，破碎效果受到削减，目标莫雷每秒损失5%的生命值，持续时间3秒。感知到后背传来的剧痛以及身体之上的异常反应，莫雷眼中写满惊愕。他没想到如此迅速的进攻，秦风不但能躲过去，还能找准机会进行反击。然而震惊的不只是莫雷，远处的一个土坡之上，原本心急如焚的冯果果也是震惊的张大了嘴巴。早在秦风避开莫雷第一次进攻的时候，冯果果在他老师林初雪的带领之下，便来到了这片土坡之上。说来也巧合，今日林初雪本意是带着冯果果寻找一份稀有材料，可谁知刚一出城，林初雪便察觉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凭借着远超常人的记忆力，林初雪很快便想起了这道气息的主人秦风。此前秦风由于救下了林初雪的宝贝徒弟冯果果，和这个强大到没边的女人结下了一份善缘。前缘未了，
自己的小徒弟又成天念叨着天意哥哥，林初雪就想着借着这个机会让冯果果见见秦风，乐了他的愿。然而一番感知之后，林初雪却是察觉出了秦风面临的危局。本着还人情的想法，林初雪便带着冯果果来到了这座小山包之上，想着在危机关头救秦风一命，还上此前欠下的人情债。然而抵达此处过后，林初雪却是被秦风的一系列操作给定住了。他没想到实力如此孱弱的秦风，居然能和一个68级且开启了魔化状态的绿教者抗衡，不但没有让对方伤到自己半分，反而趁着机会狠狠地反击了对方。要知道，开启了魔化状态的莫雷，其实力可是能媲美70级的顶级强者的。秦风能在这样的强敌面前支撑这么久，还能做出反击，这已经不是离谱能形容的了，简直就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这小子挺强的呀，都快赶上我当年了。看这小子的状态，他似乎还有什么翻盘的后手，有趣啊！倍感新奇之下，林初雪并没有贸然出手，而是大大咧咧地坐在了地上，好整以暇地观看着这场极其不对等的表演。一边观看着，林初雪一边思考着秦风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翻盘。然而他身旁的冯果果可没有他这般气定神闲，见着秦风再度被莫雷压制之后，便着急忙慌地催促了起来：“师傅，你能不能帮帮天意哥哥呀？求求你！”冯果果可怜巴巴地望着自己的师傅，使出了一贯的撒娇卖萌手法，但林初雪却不为所动，微微晃了晃脑袋，便拒绝了冯果果的请求。见师傅见死不救，冯果果气不打一处来，当即就要下场去帮助秦风，准备用自己的小命作为要挟，逼迫林初雪动手。然而和徒弟相伴了这么多年，林初雪又怎么会不知晓自己这个小徒弟的心思？只见他手指轻轻一点，磅礴的魔力便把冯果果束缚在了原地，不得动弹半分。冯果果拼命挣扎，眼泪哇哇的往下掉。见着此景，林初雪无奈的摇了摇头，解释道：“放心吧，这里可不止我们2个人，还有好些人都看着你的天意哥哥呢，他不会有危险的。”听着林初雪的解释，固执的冯果果依旧不肯罢休，挣扎着就要把眼泪甩到林初雪的脸上。林初雪无奈的认怂道：“好好好，他若是真有危险，我会出手的。”“真的吗？”“真的，你不骗我。”“没骗你。”“嘿嘿，师傅最好了，诺啊！”“滚滚滚！”林初雪笑骂着打断了冯果果。冯果果的那份心思他再清楚不过了，无非就是不想看到自己喜欢的人受伤，想让自己出手罢了。想到这里，林初雪的目光便移向了不远处的一片树林。从那片树林之中，他察觉到了树道枫叶城中几个小辈的气息。察觉到这些气息过后，一抹疑惑便出现在了林初雪的心中。自己留在这里是因为自己的宝贝徒弟，林子里的那些人，还有田地里的那一个，照理来说不该和秦风有牵扯才是。他们到此围观，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远处密林之中，枫叶城的一种大佬们兴味十足地观看着最新一场的战斗艺术表演。这小子有点东西啊，上次地窟之时，果然没有让他动用全力。卧槽，这小子居然又躲开了，这反应有些离谱啊！你们有谁清楚这小子的来历吗？我想招揽他，只要他愿意，我就给他的城防军副统领的职位。副统领？你没有疯吧？他那样子，估计才不到30级吧？你这么干就不怕不能服众？那有啥？谁要是不服，就去跟这小子打一场啊！英雄不论出处，强者不论等级。大佬们你一言我一语的闲聊着，他们虽然都不认为秦风能胜过莫雷，但此刻他们却没有想着出手，他们在等一个时机，等待着秦风遭遇生死危机的那一刻。到那时候，他们出场救人，秦风就会欠他们天大一个情。在此之后，他们有什么要求也比较好开口。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跟他们是一般想法。战场一侧的卡莱尔一脸愧疚地望着秦风，眼中满是犹豫不定。是的，他没有听从秦风的话，找机会逃跑，而是寻了个坡地，动用秘术隐藏了起来，随时准备着施展秘术帮助秦风。战场之中，秦风竭尽全力，疯狂躲闪着莫雷的攻击。在这等全神贯注的驱避动作的消耗之下，秦风的体力很快就要见底了。察觉到秦风的闪躲动作越来越慢，莫雷眼中顿时爆发出一阵金光。下一刻，他直接发动波动斩，朝着秦风便砍了过去。看到这道威力恐怖的斩击，秦风眼神一变，准备再度交出刚刚冷却完毕的斩龙闪，躲过这一击。然而就在这一刻，一道纯洁无比的粗大光柱却是从天而降，落到了秦风的身上。战场的另一边，卡莱尔缓缓升上半空之中，血液之中存留的神之力被他催发到了极致。无比圣洁的吟唱之声从他的嘴里传出，伴随着他的吟唱，秦风身上的光柱越来越粗大，最后竟是膨胀到了将近9米之宽。伟大的光之神，请聆听我的请求，我以神明后裔卡莱尔的名义向您祈求赐福。轰隆！卡莱尔的吟唱刚一落下，笼罩在秦风身上的巨大光柱便剧烈震动了起来，磅礴的力量疯狂涌入秦风的躯体，瞬间就将他的气势给抬升了上去。全是大祝福术，全是大祝福术！那个女人是圣女，圣女居然被这小子给找到了，还强行释放大祝福术为他加持，造孽啊！我们为什么不早点出手啊？密林之中，一个个枫叶城大佬丝毫不顾强者形象的高呼了起来，在他们的眼中存着3分后悔，7分震惊。后悔的是，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出手支援秦风，以至于让圣女不惜代价顶着反噬释放出了大祝福术。震惊的是，他们耗费无数人力物力都没有找到的圣女，居然被眼前的这个小子给带了回来。卡莱尔的这一手做法，是个明眼人便能够看出两人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情谊，不然圣女可不会强行顶着巨大的反噬之力，开启着远超他实力和位格的大祝福术。走，出去救下这小子，把圣女带回来。别，千万别！我们不出手还好，一旦出手，这贻误时机的帽子可就摘不掉了。说得对，这地方藏着的可不止我们这些人，那边山坡上还有东面的田地里都藏着人呢。
他们不动我们不动，绝不能第一个出手，法不责众，我就不相信教廷敢一起动我们这么多人。而且啊，我看那小子像是留有后手，我估计这后手应该能让他逃掉。大佬们，你一言我一语，定下了基调，说什么也不肯第一个出手。东面的田地里，看着从天而降的大祝福树，海瑟薇攥紧的手终于缓和了几分。和其他的人不同，海瑟薇在很早之前就和秦风打过了交道，猜到了秦风是黑渊里的那群人带出来的后辈。以他对秦风的了解，他非常轻易的就看出了秦风留存的有后手。此前的躲避不过是在拖延时间罢了。为了弄清楚秦风的真正实力，海瑟薇强行按捺住了出手援助的冲动，将自己的气息掩藏了起来。再者说了，他到场之际便已然察觉到了山坡之处存在着一道强大到没有边际的气息。在他的猜测之中，那位强者便是保卫秦风的人。等待那人出手，不仅能看出秦风的实力，还能确定秦风背后的势力究竟是何等水平。毕竟黑渊里的势力可远远不止一支。土坡之上，看着落到秦风身上的那道光柱，饶是林初雪这般绝代强者都感到了羡慕。这小子福分怎么就这么好，居然能让卡莱尔为他释放大祝福术？福分好是什么意思啊？冯果果疑惑问道。果果啊，你要知道，普天之下大祝福术只有2个人类可以施展，第一个是教皇，第二个就是面前的光明圣女卡莱尔。而且这种逆天的秘术，即便是这2人一生也只能施展一次。真的吗？这个大祝福术这么厉害的吗？听到这声没心没肺的惊呼，林初雪有些哭笑不得。傻姑娘，你究竟有多蠢啊？这大祝福术本来是你的呀！林初雪暗自感慨。不过她并没有将这句话说出口，因为她知道眼前这个傻姑娘即便是知道了，也不会有半点的伤心，反而会因为她的天意哥哥得到了这份破天福分而感到无比的高兴。战场之上，粗大的光柱携带着无匹的力量灌注到了秦风的身体之中。与此同时，一道道系统提示音在秦风耳边响了起来。叮咚，你收到了 NPC 卡莱尔的技能大祝福术得祝福，获得全属性永久性提升300点，永久性获得2万点额外生命值。叮咚，你收到了 NPC 卡莱尔的技能大祝福术得祝福，每次升级都会额外获得100%的自由属性点。叮咚，你的生命值提升了，受鲜血魔警影响，获得5倍增幅，获得10万点生命值。听到这一连串的提示音，秦风顿时就有些懵逼。他着实没有想到卡莱尔居然舍得对他使用如此珍惜的大祝福术，但秦风却并没有震惊太久，因为眼前还有一个莫雷正盯着他，身后则还有一个安德烈虎视眈眈。如此危局，容不得他有半点的马虎。不过恰好的是，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的躲闪，秦风的幻影替身总算冷却完毕了。想到这里，秦风眼神瞬间就变得无比的冰冷。下一刻，他骤然发动了从得道之初就没有使用过一次的终极大招暴血。叮咚，你发动了专属技能暴血，开启1度暴血，获得2倍全属性增幅，血量上限提升，当前血量所死，不享受增幅，血量下降1半，持续30分钟，结束后将面临12个小时的虚弱期，可以通过再度暴血解除。暴血开启的瞬间，一道系统提示音便在秦风耳边响起。与此同时，秦风所有的属性均在这一瞬间提升了2倍。为了验证自己心中的想法，秦风查看起了自己的状态。他惊讶地发现，暴血的全属性增幅居然有锁面板的能力，增幅的基础数值居然将秦风一身的装备加持都计算了进去。强大的气息顿时便从秦风所在的位置向四周扩散，直接将冲向秦风的莫雷和安德烈定在了原地。看到这一幕，密林深处的一众大佬顿时就被震惊得张大了嘴巴。这小子后手居然如此强横，居然在一瞬间就将他的实力提升了整整1倍。你说真的？他才多大年纪，怎么可能掌握这种秘术？怎么不可能？能培养出他这等人才的势力，怎么可能拿不出这种秘术？维克托的眼力还能有错？别吵吵了，看戏要紧。片刻功夫过后，大佬们就从震惊之中缓了过来。算起来，这也是他们第2次见到秦风战斗了。在之前的那一次之中，秦风已经给他们带去了足够的惊喜。此刻的1度暴血虽然非常的惊艳，但论起震撼程度，其实还不如此前秦风驱避莫雷斩击时的场面。然而，这些大佬根本就没有想到，秦风的爆炸远远没有结束。叮咚，你发动了专属技能暴血，开启2度暴血，获得4倍全属性增幅，血量上限提升，当前血量所死，不享受增幅，血量下降1半，持续30分钟，结束后将面临12个小时的虚弱期，可以通过再度暴血解除。叮咚，你发动了专属技能暴血，开启3度暴血，获得8倍全属性增幅。叮咚，你发动了专属技能暴血，开启6度暴血，获得64倍全属性增幅。秦风的气势节节攀升，最终他的全属性整整提升了64倍之多。赤红的血气萦绕在秦风的身上，宛如一条条狰狞的恶龙。就连秦风手中的斩龙之刃也被这股强烈到了极点的血气所侵染，变成了一把染满了鲜血的长刀。看着场中宛如浴血魔神一般的秦风，一众围观的大佬惊愕的浑身发抖。如果说秦风1度暴血之时带给他们的是经验的话，那6度暴血之后的秦风给他们的感觉就是极度的危险，足以掀开他们天灵盖，摧毁他们躯体，磨灭他们灵魂的那种危险。我尼玛，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怪物？我靠，我刚买的探测仪器居然爆表了，这小子现在究竟有多强？我收回我之前的话，我那小小的城防军可容不下他这尊大神。东面田地里，一直注视着秦风，随时准备出手相救，加重投资筹码的海瑟薇一脸震撼地愣在了原地。和密林里的那些大佬相比，此时的海瑟薇心中的震撼可谓是一点都不少。尽管在事前，海瑟薇就对秦风的实力有所猜测，尽管海瑟薇早已做好了秦风随时爆发出极强战力的准备，
但是当他真正感受到秦风身上那恐怖至极的气息之时，他才终于明白自己之前的投资到底有多么的明智。不过想到这里之后，海瑟薇的脸上却是显露出了一丝丝的担忧。秦风已然如此强大了，会不会不把他赠送的那些传说级装备放在眼中？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之后想借秦风的力就会无比的艰难。一想到此，海瑟薇心念一定，今日之后一定要多找机会和秦风亲近，哪怕死皮赖脸的贴上去，也要把自己的形象刻印在秦风的心中。土坡之上，林初雪那秋水般的眸子里也眉开二度出现了震惊之色。任凭林初雪如何的见多识广，任凭她的天资如何的惊艳绝伦，在看到秦风爆发出最后底牌的那一刻，林初雪心中居然也升起了一道我不如他的念头。这并非是林初雪的妄自菲薄，而是彻彻底底的真实。作为能在整个神域世界之中都能名列前茅的顶尖强者，林初雪的眼力比在场的任何一个人都要高。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从秦风催动的那门秘法之中看出了更多的门道。在林初雪的感知之中，秦风每催动一次秘法，其实力就会在之间的基础上直接攀升2倍。这种秘法，秦风一共催动了6次，且催动完之后，秦风还是一脸轻松的模样，完全看不出半点吃力的痕迹。由此，林初雪判断秦风一定可以再度催动这门秘法，而且他还猜出了这门秘法的催动上限是9次，因为9位数之极，这么强大的秘法没道理达不到这个极限。想到这里，林初雪突然看向了自己的小徒弟。此时的冯果果正憨憨地跳跃着，为秦风大声欢呼：“傻人有傻福啊！你居然在机缘巧合之下和这么一位天才有了缘分，该怎么说你好呢？”战场之中，经过6度暴血之后，秦风变得空前强大。在卡莱尔的加持之下，秦风的力量值已然冲破了2500点的大关。而后又经过了6度暴血的64倍增幅，秦风的力量值便达到了恐怖至极的16万点。每一点力量值都可以给秦风带去一点的攻击力。在第一天赋10倍暴击以及斩龙之刃、附魔卡 50%、自身 70% 和高级刀术专精增伤效果之下，秦风的普通一刀便能达到恐怖的400W 点伤害，杀力高的简直突破天际。然而这还只是暴血恐怖增幅的一个方面，在获得64倍全属性增幅之后，秦风智力属性也突破了，到了将近3万点。高额的智力值极限放大了秦风的感知力。在这份感知力的帮助之下，秦风非常轻松地探查并解析出了密林里和田地中的大佬们此时心中的那一份敬畏之情。秦风淡淡地笑了笑，他知道自己的威慑已然达成了，即便暴血持续时间结束，他进入了虚弱期，这些大佬也不会对他生出觊觎之心。至于土坡之处的林初雪，秦风更是毫不担心。先不说林初雪对他的那50点的好感度，单单就是林初雪的性格便决定了他绝无觊觎他人秘法的可能。想到这里，秦风便将目光放回了战场之中，看向了安德烈和莫雷。秦风的威慑还没有结束，因为整个计划还欠缺最后一块拼图。所谓打铁要趁热，秦风的初步威慑已经通过暴血之后暴涨的实力达成了，只差安德烈和莫雷的鲜血就能实现威慑的最终形态。想到这里，秦风便把目光投放到了场中的安德烈身上。下一刻，秦风发动斩龙闪，瞬间便出现在了安德烈的面前。在将近4万点的敏捷属性的加持之下，秦风的动作快得令人发指。只见刀光一闪，一道猩红的伤害数值条便出现在了安德烈的头上。391W。数值条刚一出现的同时，秦风的耳边便响起了一道系统提示音：叮咚，你击杀了0098号小队安德烈，获得500万点的经验值。看着安德烈尸体之上流淌而出的鲜血，秦风算了算数量，加上之前安娜的血液，差不多可以凝聚70多把猩红之刃。想到这里，秦风便将目光投放到了抹泪身上。下一刻，秦风便冲杀到了莫雷的面前，幻影替身瞬间发动，分身和本尊瞬间便把莫雷挤在了中间。刷刷2声，2道猩红的标记被印刻在了莫雷的身上。与此同时，地面上安娜和安德烈的鲜血被秦风控制着，化作了一把把的猩红之刃。刷刷刷，70多道破空之声在整个战场之中响了起来。但还未等这声音传到秦风的耳边，这些猩红之刃就已经捅进了莫雷的身体之中。1140W 1140W 1140W。在猩红标记的200%伤害增幅的效果之下，莫雷连任何一个技能都开不出来，血量瞬间就被清空了。叮咚，你击杀了传说街 BOSS 黑教团绿教者009号小队队长莫雷，获得功勋值500万点，获得经验值2000万点，获得声望值100万点，获得传说街镶嵌宝石银月之牙，获得传说街镶嵌宝石辉耀之石。叮咚，你杀光了所有009号小队的成员，你完成了传说街任务009号小队的覆灭，获得经验值30亿，获得传说街装备狂猎者战靴，获得200万点声望值，获得1000万点功勋值。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19级，获得40个属性点。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达到当前阶段极致，当前等级为20级，获得40个属性点。叮咚，由于你还未进行2次转职，多余的经验值已存入经验池，转职完成之后自动获得经验值。叮咚，由于你击杀了009号小队全体成员，邪恶势力黑教团对你的好感度下降50点，当前好感度100，当前关系为不死不休。叮咚，你越级击杀了传说街68级 BOSS 009号小队队长莫雷，你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特奖励唯一4阶称号屠戮者。叮咚，你战斗的全过程被枫叶城的强者围观，你强大的实力深深地震撼了他们，你用实力获得了他们的尊重，你的事迹将被他们传播开，所有枫叶帝国 NPC 对你的好感提升50点。听着耳畔此起彼伏的系统提示音，秦风颇为欣慰地点了点头，尤其是最后的那一道提示音，让秦风明白自己的威慑已然达成了。从今日开始，整个枫叶城之中将不会有人觊觎自己的暴雪能力。
至于此次的另外的一个意外收获，狂猎者战靴，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秦风都以为自己的耳朵出现了问题。在他的印象之中，狂猎者套装是非常难以凑齐的。结果今日半天不到的时间，他就把3件装备全部拿到了。不过想了一会儿之后，秦风便了然了。他今日经历的这些战斗都不能算是越级作战了，而是跨越了4个等阶的越阶战斗。跨度如此之大，能爆出远超平常的装备也是很正常的。再者说了，黑教团本身就是刷狂猎者套装最好的邪恶势力之一，他今天清空了黑教团的一个基地，还杀光了一个绿教者小队，拿到这些装备也非常的合理。密林之中，看着场中的秦风，大佬们张着嘴巴，愣愣的呆愣在了原地。无与伦比的震惊之下，他们之中有的人甚至忘记了继续掩藏气息。在秦风爆发的那一刻，他们虽然知道秦风这一次一定可以胜过黑教团的那个绿教者小队长，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秦风胜利的居然如此的轻松。一个瞬间，只是一个瞬间就把那个小队长给秒杀了，这种程度估计我们也做不到吧？你这不是废话吗？我们要是能做到这种程度，还容得了黑教团的人嚣张到今天？这小子太过于离谱了吧！我感觉他弄死我也不比弄死那个小队长麻烦多少。这算什么？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这小子开启那秘术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了，他居然一点事儿都没有。哎，你不说我还没有发现。我决定了，以后看到这小子一定要绕着走，这种来历神秘、实力强横的人还是避着点好。走吧走吧，三皇子那边好像也过来了，被他看到了，我们可不好跟他解释代工的事儿。东面田地里，海瑟薇强行按捺住心中的震惊，悄然退向枫叶城。他准备回到米特尔拍卖场，和他的大师傅欧拉好好商议一下，如何争取到秦风的支持。欧拉大师傅活了很多年，在这一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经过此前的一番观战之后，海瑟薇非常清楚一件事儿：今日之后，秦风的名声就将传遍整个枫叶帝国，乃至于整个神域大陆。到时候，所有的人都会知道，这世间出现了一个名叫天意绝代天才，而且这个天才还是非常难以夭折的那种。要知道，现在的秦风已经可以瞬杀68级的莫雷了，而且明显还留有余力。以他的实力，这片大陆之上能够威胁到他的人已经非常的少了。一想到此，海瑟薇的脸上便出现了一抹浓郁的散不开的喜悦之情。只要这一次他能获得秦风的支持，哪怕只是名义上的支持，他在米特尔家族之中的地位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土坡上，林初雪拉起恋恋不舍望着秦风的冯果果，淡然道：“他已经没有危险了，我们该离开去办正事了。”冯果果不为所动，挣扎着就要往秦风所在的位置而去。你的实力还微弱，师傅不能护着你一辈子，要是让人知道了他和你的关系，不会是件好事情。林初雪淡淡的声音在冯果果的耳边响起。冯果果似乎是想起了什么，点了点头，便不再挣扎，随着林初雪而去了。察觉到一直观察着自己的强者们离开了，秦风这才将目光收回到了眼前的地面之上，收捡起了自己的战利品。叮咚，你获得绿蛟者小队制式战甲湮灭者战甲。叮咚，你获得绿蛟者小队制式匕首湮灭者匕首。叮咚，你获得绿蛟者小队制式长刀湮灭者长刀。叮咚，你获得完美级强化石 X1000。叮咚，你获得武器制作图纸湮灭者长刀制作图纸。叮咚，你获得高级恢复药剂 X10。叮咚，你获得金币储存卡，密码已经重置为123456，余额200万金币。将东西捡起来之后，秦风拿着一瓶高级恢复药剂便走到了卡莱尔的身边，喝下去。看着面前依旧冷冷淡淡的秦风，卡莱尔心中没有半点的怨怼，反而在接过药剂之后担心地问道：“你没有事儿吧？”“我没事儿。”“那种秘术的反噬很强吧？”“还行。”两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正当气氛逐渐走向不可挽回的尴尬境地之时，一阵哒哒的马蹄声却从远方传了过来。循声望去，秦风看到了一大批身穿着帝国制式战甲的骑兵出现在了地平线之上。这些骑兵的战甲呈全黑色，在太阳的照射之下还有着隐隐光泽。除开身上的战甲，骑兵们手中的长枪也不是俗物，漆黑的枪身之上，淡淡的密银回路闪着白光，竟然全是经过附魔的高阶长枪。除此之外，骑兵骑着的战马也不是一般的驯养魔物，而是拥有着亚龙血统的龙血马。最后也是最为恐怖的是，这些骑兵每一个都拥有着极其高的等级，没有一人低于60级。看到这里之时，秦风心中顿时就有了明悟。像这样恐怖的骑兵，整个枫叶城也只有一个人可以调动，那就是帝国的三皇子，帝国亲王陈天阳。很快，在骑兵们的护拥之下，帝国三皇子陈天阳便来到了秦风和卡莱尔的面前。看着走到面前的三皇子，秦风淡然往前一步，微笑着道：“亲王殿下。”听到秦风的招呼之后，三皇子陈天阳也不摆架子，翻身就下了马，走到了秦风的面前，重重地拍了拍秦风的肩膀，赞扬道：“天意阁下，你很好。”看着语无伦次、兴奋的就快要跳起来的三皇子陈天阳，秦风只是淡淡的笑了笑，不但没有借着这个机会跟三皇子邀功，反而指了指一边。作为第二次经历这些剧情的众生者，秦风非常清楚，三皇子的兴奋并非是因为自己摧毁了黑教团的一个基地，而且这事儿秦风根本就没有跟他讲。此时的三皇子虽然有猜测，但却并不知道。三皇子兴奋的是，在他的地盘内消失的卡莱尔被秦风给带回来了。在神域大陆之中，教廷是个极其恐怖的势力，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直面教廷的怒火，枫叶帝国自然也不例外。在卡莱尔消失之后，三皇子陈天阳便封锁了消息，并竭尽全力搜寻起了卡莱尔的下落。长时间的搜寻无果，让三皇子无比的焦躁，因为他知道纸包不住火，一旦卡莱尔在他的领地上消失的事儿传到了教廷耳中，他这辈子便无缘帝国皇位了。
然而今天秦风却是将卡莱尔安然无恙地带了回来，这无疑是给他带来一份大礼，他又如何能不兴奋？看着秦风手上的动作，三皇子陈天阳投来了一个感谢的表情，而后他便转过身子，迅速走到了卡莱尔的面前，直接单膝跪了下去，低头说道：“陈天阳参见圣女冕下。”按理来说，以陈天阳的身份，他完全可以和圣女平等相交，但是为了消弭教廷那未必会有的怒火，陈天阳却是自动矮下了身份，把卡莱尔给架了起来。看到陈天阳居然对自己行如此大礼，久居高位的卡莱尔自然明白对方心中的想法。亲王殿下，莫要如此。说着，卡莱尔便将陈天阳从地上扶了起来。被卡莱尔扶起来之后，陈天阳赶忙开口道：“圣女冕下，还请随我到城主府小住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陈天阳必定会给您一个交代，把那些上海您的恶人一个个绳之以法。”话到此处，陈天阳的真实目的终于显露了出来。他想趁着卡莱尔还在枫叶城的这段时间，尽量的去弥补自己的过失。听到陈天阳的提议，卡莱尔的眼中顿时便露出了一阵厌恶神色。卡莱尔虽然身居高位，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他却依旧没有改掉他那朴素的有些不符合他身份的价值观，一直都非常的反感陈天阳这种目的性特别强的人。按照他本来的性子，他断然不会答应陈天阳的这个请求的。但当他想到秦风有可能就在这枫叶城里居住之时，卡莱尔却动摇了，他改变了主意，那就叨扰亲王殿下了。说这话的时候，卡莱尔淡淡看了秦风一眼，也不知道为什么，卡莱尔非常希望秦风可以知道他此时为他所做出的改变。然而秦风依旧是那副冷淡模样，眼神早已飘忽到不知何处去了。不过这也不能怪秦风，因为此时的秦风想起了前世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界副本，而这个副本开启的契机正好就是陈天阳此前发起的那份邀请。想着想着，秦风感觉到有一道灼灼的目光正死死地定在自己的脸上，不肯移动哪怕半分。收回目光，秦风看到卡莱尔正一脸复杂地望着自己。两世为人的秦风如何不明白卡莱尔心中那升起的情愫？救命之恩，再加上一路上亲密无间的接触，卡莱尔这种古典的女人不对他产生情愫才是怪事儿。不过知道归知道，此时的秦风却只能选择装傻。亲王阁下，这里也没我事儿，我先回了。说完，秦风便自顾自朝着枫叶城而去了。他现在必须要迅速完成转职，然后迅速升级。一旦陈天阳知道了卡莱尔是被黑蛟团带走的之后，那个波及所有主城玩家的世界副本就会提前到来。望着目送秦风的卡莱尔，陈天阳心中顿时就有了明悟，眼前这个圣女卡莱尔估计是动了凡心了。想到这里之后，陈天阳便淡笑着打开了话匣子，吹捧起秦风来。圣女冕下也很欣赏这位年轻人吗？我其实也有同样的感觉。那天他找到我说要帮我解决黑蛟团之时，我就看出来了，这个人绝非凡俗。此话一出，卡莱尔的眼神明显就亮了起来。亲王殿下和他很熟悉，熟悉，不过也不是太熟悉。他叫天意，现在虽然是个平民，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不久之后他就会是全枫叶帝国最年轻的伯爵了。前几天地窟暴动的事儿，圣女冕下听说过吧？当时就是他第一个抵挡住了汹涌而出的魔物，为枫叶城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今天他更是杀光了009号小队所有成员。按照之前他和我说的，他可能还摧毁了一座黑教团的秘密基地。说到这里的时候，卡莱尔突然打断道：“是的，他却是摧毁了一座基地，那是013号基地，我亲眼所见的。”是吗？听到卡莱尔的回答，陈天阳眸子里闪烁着喜悦。他知道走秦风路子确实能够走得通。要这么算的话，这么多的功劳加在一起，足够他拿到伯爵的爵位了。说到这里的时候，陈天阳颇为戏谑地看向卡莱尔，淡淡的开口道：“圣女冕下想认识此人吗？如果想的话，我倒是可以帮您联系。”听到这话，卡莱尔脸上顿时就出现了一抹夺目的嫣红，那模样竟然比天边的晚霞还要瑰丽万分。那就劳烦殿下了。不劳烦，能为圣女阁下服务，是我陈天阳的荣幸。说着话的同时，陈天阳非常绅士地替卡莱尔开道，邀请他骑乘自己的战马，而他自己则是异常坦然地为卡莱尔牵起了马绳。对了，圣女冕下，刚才我好想听你说，你曾亲眼看到天意摧毁了一座黑教团的秘密基地？是的，卡莱尔迟疑了一下，但还是把此事的前因后果告诉了陈天阳。听完卡莱尔的讲述之后，陈天阳的脸色顿时就冷了下去，但是他的眸子之中却燃烧起了无尽的贪婪之火。对于陈天阳这样的人来说，卡莱尔被人抓走，既是危险，也是难得一遇的机缘。只要这件事儿办得足够漂亮，能够让帝国给教廷一个交代，那他在帝国皇帝的陈胜的心中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大大增加他继承皇位的几率。当即，陈天阳便决定向黑教团发起战争，肃清他势力范围之中所有的黑教团势力。为此，他不惜打破枫叶城多年以来贵族们之间的平衡，只为把这些人积累多年的扣匪全都变成自己的功绩。在陈天阳打定主意之时，009号小队覆灭的消息也传到了黑教团高层所有人的耳中。黑教团教宗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被震惊得无以复加。要知道，绿教者之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他们组织花费无数心血才培养起来的顶级武器。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黑教团培养了数十支009号小队这样的武器，但是每一支小队的损失都会让黑教团减损一把利刃以及一个赚钱的工具。然而009号小队的消失还不是让黑教团教宗最为震惊的事儿。毕竟这样的事儿虽然很稀少，但是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但当黑教团教宗看到秦风的资料的那一刻，他才彻底体会到了密林之中那些大佬们的心情。拿着手中的资料，黑教团教宗目光冷冽，指着搜集资料的人便骂了起来：“你当我是傻子吗？不到20级的人能够杀得了我那么精锐的战士，能够摧毁得了我固若金汤的013号基地，
我灭我的009号小队！看着一脸愤怒的教宗，资料搜集员恐惧的瑟瑟发抖。教宗冕下，这些资料都是真的，搜集到的时候我也不信，但是这就是真的。为了确认这份资料，我还冒死进入了枫叶城，查了这个天意的转职记录，他确确实实是几天前才转职的。听着手下的回答，教宗只感觉一股寒气直冲头顶。几天前才转职，现在就能够秒杀009号小队全员了。要是让这个人成长起来，整个黑教团岂不是就会变成这个人刷功绩的活靶子？不行，绝对不行！必须要把这个人扼杀在摇篮之中，绝不能让他就这么成长起来。想到这里，教宗的脸上顿时便出现了一抹狠辣的神色。好在这个天意是动用秘术才有那么强大的实力，按照一般情况而言，这种秘术的代价都极其的庞大，他应该短时间内无法再动用这等秘术了吧？一念及此，教宗冷着脸发号施令道：“大行者，你亲自替我走一趟，帮我抹杀掉这个年轻人，务必要记住，不要给他任何的机会，务必要一击必杀。谨遵教宗旨意。”黑教团教宗背后的阴影之中，一个冷冽的声音传了出来，而后一团黑雾泛起，阴影之中的这人便消失在了黑暗之中。觉察着阴影之中带行者的离去，黑教团教宗这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作为黑教团的最高领袖，作为那名带行者的直属上司，没有人比他还要清楚这位带行者的实力有多么的强大。在他看到来，只要带行者出手，等待秦风的便只有生死魂销这一条路。想到这里之后，教宗便将秦风的事情抛到一旁，思考起了更加重要的事儿。如今黑教团带走教廷圣女的事儿已经暴露了，整个黑教团必然会迎来教廷的报复。不过在此之前，他首先要面对的是各大帝国为了向教廷邀功而组织起来的围剿。和之前那些次不同，这次的围剿，他们绝大多数的关系都将变得无法动用。那些平日里需要他们的达官显贵，在这个时候都会选择明哲保身，不会给他们提供哪怕半点援助。想要度过这一次的灾劫，他们能依靠的只能是自己。想到这里，教宗立刻便下达了第2条命令：从今天开始断绝一切活动，所有核心成员全部收缩回总坛，放弃所有的秘密基地。随着命令的发出，整个黑教团如同一个精密至极的仪器一般，疯狂运作了起来。各个秘密基地的人都动了起来，收拾着所有可以带走的物资，准备着撤离。不过如此紧张的撤离，却没有让黑教团众人出现任何害怕或担忧的情绪，因为在这些黑教团核心成员们的心中，他们任何一个秘密基地都有可能暴露，但是总坛却绝无暴露的可能。只要进入了总坛之中，那就意味着绝对的安全。然而，这些人不知道的是，他们这不为人知的计划，却遇到了一个来自异世界的重生者。话分两头，再说回秦风。这次回到枫叶城之后，秦风并没有像上次一样选择住酒店，而是花费重金从系统商城之中购买了一座安全屋。这座安全屋就在城主府西面2条大街之外的一处小区之中。支付完2个亿的金币，秦风便传送到了自己的安全屋之中。在游戏规则的加持之下，只要秦风身处安全屋之中，他就是绝对无敌的，哪怕这个世界的神灵来了，也伤害不到秦风半分。回到安全屋之后，秦风这才查看起了本次的收获：银月之牙传说级，类型镶嵌宝石，等阶传说阶，效果使用后为武器增加1条附加特性，提供1200点敏捷加成，限制上限为传说阶。介绍：蕴含着银月精灵之力的宝石，拥有了它你将变得同精灵一样灵敏。辉耀之石传说级，类型镶嵌宝石，等阶传说阶，效果使用后为武器增加1条附加特性，提供1200点体质加成，限制上限为传说阶。介绍：传说中被太阳神祝福过的宝石，灼热的阳炎之力能让拥有者拥有近乎无穷的体力。屠戮者4阶称号，类型称号，等阶4阶，效果佩戴后提供30%的吸血效果。介绍：带上它去战斗吧，它是你强者的证明。看着眼前的这些东西，秦风眉梢处泛起了一抹喜悦之色。看完这2个镶嵌宝石的效果之后，秦风也没有犹豫，当即就把这2个宝石镶嵌在了斩龙之刃上。斩龙之刃已经达到传说阶了，想要继续提升，就需要把史诗阶的武器当成饲料喂给斩龙之刃吃。然而游戏才刚刚开服几天的时间，哪怕秦风发育的再如何迅速，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为战龙之刃找到足够数量的史诗级武器也是非常困难的。就当前的情况来看，附魔、强化、镶嵌才是提高斩龙之刃效用最合适的办法。镶嵌完宝石之后，秦风便将称号屠戮者佩戴在了自己的身上，而后他这才拿出了本次013号基地之行最大的收获——狂猎者套装。从背包之中，秦风一一将狂猎者披风、狂猎者臂章、狂猎者战靴取了出来。按照前世的记忆，秦风激活了这3件装备。下一刻，一道金光亮起，在看这3件装备的状态之时，3件装备的套装效果都已经解锁完毕了。秦风目光一动，打开了狂猎者战靴的信息介绍。和之前的那2件狂猎者套装不同，狂猎者战靴的等阶高出了1阶，达到了传说阶。不过秦风也没有意外，毕竟这个战靴是击杀莫雷之后获得的奖励，等阶提升也是很正常的。狂猎者战靴传说阶，类型套装1/3，等级60级，等阶钻石阶，移动速度1500点，限制战士耐久10000，附加特性：1. 力量值加400，敏捷加400，体力加300，智力加300。2. 刺激能量护盾套装效果已解锁，开启后获得一个能抵挡10万点伤害的护盾，冷却时间60分钟。3. 狂猎套装效果已解锁，开启后获得100%冷却缩减，持续时间15秒，冷却时间60分钟。4.
无视等级限制，套装效果已解锁，及其3件装备过后，可以无视使用者等级进行装配。介绍：战士职业的梦幻套装已经被玩家天意解锁，成为玩家天意得专属装备，不可售卖，不可转让。看着面前的狂猎者战靴，秦风也没有犹豫，当即便将狂猎者套装装备在了自己的身上。装备上之后，秦风便下线离开了。因为暴雪技能的虚弱期已经开始发作了，再在游戏里待下去，对秦风来说也是一种折磨。更何况此时的秦风已经透过陈天阳那份邀请，想起了即将就要展开的世界副本黑教团的覆灭。为了在这第一个世界副本之中拔得头筹，秦风需要养足精神，好好备战。秦家，哗啦一声，游戏舱自动打开，秦风从游戏舱里走了出来，而后便倒向了一旁的大床。连续作战了那么长的时间，秦风的精神早已疲惫不堪了。刚一沾到床，一股无法驱散的困意便席卷而来，秦风进入了深度睡眠之中。第二天早上，睡了一夜之后，秦风精神饱满的从床上缓缓爬了起来。洗漱完毕之后，秦风走进厨房，简单做了点饭菜吃了，而后他便进入到了游戏舱之中，开启了新一轮的奋斗。嘎吱一声，随着一道大门的开启，秦风回到了神域世界，出现在了他的安全屋之中。经过之前的那一番连续的战斗，秦风的等级也达到了20级。得益于之前的那一份进阶任务完成卷轴，秦风不需要完成1阶到2阶的进阶任务，便可以直接进行转职。2转过后，20级之后的等级就可以解锁了。想到这里，秦风也没有在安全屋里多做停留，打开房门之后，便朝着转职大厅所在的位置而去。走在街上的时候，秦风总感觉有视线正观察着自己。从这份陌生的目光之中，秦风察觉到了无比浓重的敌意。不应该啊，枫叶城的那些 NPC 对我的好感度可不低啊，他们没有理由如此敌视我。难道是？秦风看着脚下的地面思索着，片刻过后，他便有了眉目。秦风现在已经猜到了注视着他的那人的身份，那人应该是黑蛟团派来刺杀他的。不过此时还是白天，还是在枫叶城之中，那人既没那本事，也没有那胆子在如此大庭广众之下杀人。以这黑教团那些人的尿性，大多都只会选择在月黑风高的夜里干些阿扎龌龊的事儿。想到这里，秦风便不再去管那人，径直朝着转职大厅而去了。对现在的他来说，提升实力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其他的事儿都得往后稍一稍。很快，秦风便进入了转职大厅之中。进入大厅之后，秦风便感觉到那份注视着他的目光已经消失了。秦风淡笑着摇了摇头，随后便跟着引导小姐走进了专职舱里。啪嗒一声，舱门被阿曼达关闭。一股记忆之中的感觉自秦风身体之上蔓延开来。叮咚，检测到玩家天意已经达到20级，且使用了进阶任务完成卷轴，已达到转职条件，是否立刻转职？转职。叮咚，如您所愿。系统提示音落下的那一瞬间，一道熟悉的感觉缓缓蔓延开来。叮咚，恭喜您成功完成战士职业2转，成功晋升猩红收割者2阶。叮咚，你获得40点自由属性点奖励。叮咚，你获得属性点重置机会1次，属性点已重置。叮咚，您获得职业专属技能猩红断头台。叮咚，你成功完成了职业2转，等级上限已突破到30级。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21级，消耗5亿经验，你获得80点属性点奖励，大祝福数属性点翻倍。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22级，消耗10亿经验，你获得80点属性点奖励，大祝福数属性点翻倍。听着耳畔响起的一连串机械提示音，秦风查看起了2阶职业和新收获的技能。猩红收割者2阶，唯一隐藏职业，等级 SSSS， 唯一 SSSS 职业。效果：1，每提升1级，提供40点自由属性点，由于玩家受到大祝福数加持，属性奖励翻倍为80点。2，每提升1级，需要1000%的经验值。3，后续转职无需转职书，自动转职为上位职业。介绍：登神之路将以累累白骨铺就。看完猩红收割者2阶的介绍之后，秦风满足地笑了笑。不说刚获得的2个职业专属技能，就单单只是每升1级提升80点自由属性这一点，就足够让秦风甩开大部分的玩家了。要知道别的玩家在2转之后，每升1级能得到的属性点也就20点，秦风所得到的属性点奖励是他们的4倍。虽然这其中有大祝福数的功劳，但是 SSSS 职业猩红收割者本身也是功不可没的。看完了猩红收割者的信息之后，秦风又看向了新获得的专职技能猩红断头台，等级1级。技能效果：召唤猩红断头台，强制锁闭目标行动，造成25%攻击力的伤害，并造成3秒眩晕。蓝耗50点，熟练度01000，冷却时间45秒。介绍：猩红收割者专属对单技能，拥有着超高的伤害和超强的控制能力。看完猩红断头台的介绍之后，秦风脸上顿时就浮现出了一抹喜悦之色。在得到这个技能之前，秦风一直都非常缺乏控制技能，唯一的控制能力还是斩龙之刃的附加特性绝对迟缓。但是从今天开始，秦风也是拥有控制能力的战士了，而且这个技能的控制能力强的还非常的离谱。强行锁闭行动，外加3秒的眩晕，这么长的时间，即便在不开启暴血的情况之下，秦风也能打出极其恐怖的输出。就拿之前的那个莫拉比来做例子，秦风当时如果有这个技能，并在见面的那一瞬间用这个技能把莫拉比给定住，再施加猩红标记，召唤出猩红之刃，秦风就可以在3秒的时间内毫无压力的把莫拉比给弄死。不过猩红断头台这个技能也不是一点缺点也没有，这个技能的伤害值属实有点低，只能造成25%的伤害量。不过考虑到这个技能兴许被开发出来，
就是用来打控制的，这点伤害也算说得过去。想到这里，秦风便毫不犹豫地把猩红端头台的等级提升到了10级。等级提升到10级之后，猩红收割者的控制时间并没有延长，但是其伤害能力却是从低连的 25% 提升到了 250%。看到这个伤害值，秦风淡笑着点了点头。虽然在等级提升之后，这个技能的伤害值依旧比不上猩红之刃，但作为一个控制技能而言，250%的攻击力提升也是非常不错的了。升级完猩红断头台之后，秦风又将目光转向了自己的状态栏。职业2转给秦风带去的增益可不少，除去这新增加的技能之外，这一次的转职还为秦风带来了40个自由属性点，还有一次属性点重置的机会。从1级升到10级，秦风一共获得了45个自由属性点；从10级升到18级，秦风又一共获得了160个自由属性点。18级之后，由于秦风得到了卡莱尔的大祝福树加持，他每次升级所增长的属性点都会得到翻倍，因此19和22个等级一共就为秦风带去了80个属性点。21级和22级这2个等级带来的属性点增长则更是吓人，直接给秦风带来160点的自由属性点。到此，秦风光是通过升级就获得了445个属性点。然而，这还不是秦风属性点的全部。作为首位主城玩家，秦风拿到了20个自由属性点，2次转职成功，秦风总共获得了50点的属性点奖励。首杀黄金阶 BOSS 魔化黑熊王，秦风得到了10个属性点；首杀传说阶 BOSS 亡灵法师莫拉比，秦风得到了40个属性点；首杀钻石阶 BOSS 炼金术士阿基多，秦风又得到了20个属性点。光是这3次幸运的首杀，秦风就拿到了整整70个属性点，再加上卡莱尔给他施加的大祝福术，将秦风的全属性都提高了300点。这次洗点过后，秦风总共可以动用的属性点数就来到了恐怖至极的1785点。点开自己的属性面板，秦风分配了600点给力量，500点给敏捷。作为战士，秦风的主属性是力量，每增加1点力量就能给秦风带去1点的攻击力。其次，每1点力量值的提升还能带去20点的生命值，以及0.2的生命值恢复。力量点数越高，秦风的攻击力就越强，血量也越多。至于敏捷，每1点的敏捷能提高1点的攻击速度、1点的移动速度、1点的神经反射速度、1点动态视觉。这个属性对于需要正面战斗的秦风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敏捷高起来之后，很多之前需要依靠预判才能做到的趋避动作，现在就完全可以依赖神经反射和移动速度来实现。加完力量和敏捷之后，秦风又加了300点的智力。先说智力值，每1点智力的提升能为秦风带来20点的蓝量增长、0.1的蓝量恢复以及1点的精神力增长。蓝量的重要性就不必说了，在没有觉醒、无限火力天赋之前，每1点蓝量都是秦风续航的重要保障。智力值增长所带来的另外一个属性精神力也是非常重要的，精神力越强，能感知的范围也就越大，感知的细微程度也就越深。精神力强大到极致之后，还有可能做到全知。加完智力之后，秦风便将身下的385点属性点全部加到了体质之上。对于秦风这种独狼来说，体质也是非常重要的。每1点体质能提供2点防御力、1点的异常状态抗性以及1点的体力。这3种属性提升都能提高秦风在面对复杂战局之时的容错率。至此，所有的属性点分配完毕。虽然这个加点有些粗糙，不够精细，但是不要忘了，猩红收割者每次转职成功都能重置秦风的属性点。秦风有的是机会根据自己的战斗方式以及即将面临的战斗来调整自己的属性点加法。加完点后，秦风打开了自己的状态栏，查看起了自己的裸装属性。力量610比10，初始加600；智力305比5，初始加300；体质394比9，初始加385；敏捷507比7，初始加500；幸运15比0，初始加5；猪皮恶霸加5；萨满巫师加5；莫拉比。属性点0，技能点16，一共61点，加了5个技能，每个技能9点，用了45点。查看完自己的裸装基础属性过后，秦风嘴角勾起了一抹淡淡的笑意。他现在的裸装属性已经比绝大部分玩家穿上装备的属性还要高得多，如果再加上狂猎者套装以及斩龙之刃还有兽人先知坠炼的属性加成，秦风的属性值就足以让整个华夏大区的玩家们绝望了。想到这里，秦风便想起了自己的装备好像一次都没有强化过。在通关兽人副本之时，秦风就得到了许多的装备强化材料，包括15枚完美级金化骨髓、476枚普通金化骨髓。不过由于之前太过执着于杀怪了，秦风忘记了使用这些强化材料，以至于这些金化骨髓只能用来强化10级的铂金阶装备兽人先知的坠炼，其他的4件装备便只能用品质更高的完美级强化石来进行强化了。完美级强化石能够无视等级强化传说阶及其以下的装备，并拥有 80% 的成功率，是一种价值非常高的强化材料。而这东西秦风恰好就有。黑教团的009号小队足足给他贡献了1000颗完美级强化石，这些强化石足够秦风把他身上的4件装备全部强化到10级了。至于想要强化到10级之上，那就不是完美级强化石可以做到的了，需要更高品质的强化材料才能完成强化。想到这里，秦风便打开了转职舱的大门，传送回了自己的安全屋。和普通的安全屋相比，秦风买的这个售价2亿金币的安全的价格简直高的有点吓人，但秦风却觉得非常的值得，因为这个安全屋附加了很多额外的功能，就比如只要身处于主城之内，就能无视距离、无视条件，随时传送回安全屋。再比如这个安全屋里摆放着的那台独属于秦风的装备强化装置，完全不需要秦风排队，更不需要缴纳装备强化费用。
回到安全屋之后，秦风快步走到了装备强化装置面前。首先，秦风取出了他最为强大的强化道具——幸运女神的胸针。由于之前使用过一次幸运女神的胸针，以至于这个道具还处于7天的冷却期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最强强化道具就无法使用了。要知道，系统商城专门针对这类道具设计了专用的冷却重置卷轴，每一张卷轴的售价都很便宜，只要非常感动人心的1000万。忍着心中不舍，秦风咬紧牙关狠下心，花了1个亿买下了10份冷却重置卷轴。哗，摩擦胸针，哗，摩擦胸针，哗，摩擦胸针。秦风一连使用了10份冷却重置卷轴，连续发动了10次幸运女神胸针的效果，可谓是下了血本。叮咚，你使用了幸运女神的胸针，你的幸运值提升了50点，当前幸运值75点。15，裸装10，装备固定50，临时加成，持续时间5分钟。叮咚，你使用了幸运女神的胸针，你的幸运值提升了50点，当前幸运值125点，持续时间5分钟。叮咚，你使用了幸运女神的胸针，你的幸运值提升了50点，当前幸运值525点，持续时间5分钟。听着耳畔的系统提示音，看着自己高达525点的幸运值，秦风想也没想，拿出斩龙之刃就开始疯狂强化。争分夺秒之际，一道道系统提示音在秦风耳畔响起。叮咚，你是用了完美级强化时，强化了22级传说阶武器斩龙之刃，强化判定开始，强化判定成功。叮咚，恭喜玩家强化成功，当前装备斩龙之刃强化级别+1，当前强化等级为1级，当前装备基础属性得到强化，请点开装备面板查看。叮咚，你使用了完美级强化时，强化了22级传说阶武器斩龙之刃，强化判定开始，强化判定成功。叮咚，恭喜玩家强化成功，当前装备斩龙之刃强化级别+1，当前强化等级为10级，当前装备基础属性得到强化，请点开装备面板查看。听着耳畔的提示音，听到斩龙之刃被强化到了10级之后，秦风丝毫不浪费时间，取出狂猎者套装就开始了强化。叮咚，你使用了完美级强化时，强化了50级钻石阶装备狂猎者披风，强化判定开始，强化判定成功。叮咚，你使用了完美级强化时，强化了50级钻石阶装备狂猎者臂章，强化判定开始，强化判定成功。叮咚，你使用了完美级强化时，强化了60级传说阶装备狂猎者战靴，强化判定开始，强化判定成功。一连串的机械提示音过后，秦风把狂猎者套装全部强化到了10级。强化完狂猎者套装过后，秦风这才将兽人先知的坠链取了出来。由于兽人先知的坠链有着一个不符合其等级的驱散效果，此时的秦风并不打算放弃这个装备。再加上秦风作为副本兽人先知的计划的拥有者，秦风每天都可以从副本之中得到完美级的精华骨髓，并不欠缺强化兽人先知的坠链这一点数量。想到这儿之后，秦风便用精华骨髓把这个装备提强化了5级。做完这一切之后，秦风这才长长松了一口气，打开了状态栏，查看起来这几样装备。本着红烧肉要最后吃的原则，秦风把兽人先知的坠链放在了第一个。兽人先知的坠链，等级10，强化等级+5，等阶铂金，攻击力293-432，强化提升25%。装备特性：1. 力量+30，智力+60，敏捷+30，体质+30。2. 驱散携带者身上的异常状态，冷却时间60s。3. 提升100%的冥想效率，耐久1000-1000。限制通用类装备。介绍：初代兽人先知流传下来的物品，其内蕴含着巨大的魔力。由于兽人先知的坠链只强化到了5级，所以只提升了基础攻击力，并没有增加附加效果。但其余4件装备却是不同。由于强化等级达到了10级，达到了获得附加特效的最低标准，再加上秦风连续使用了10次幸运女神的胸针，将幸运值提高到了恐怖的525点。这4件装备在强化10级达成之时，都闪烁出了灿烂的金色光芒，那是成功获得附加特效的征兆。想到这里，秦风立刻便打开了状态栏，查看了起来。狂猎者臂章，钻石阶，类型套装核心1/3，等级50级，强化等级+10，等阶钻石阶，攻击力5100-5400，强化提升50%。限制战士，耐久10000-10000。附加特性：1. 力量值+400，敏捷+400，体力+300，智力+300。2. 刺激能量护盾，开启后获得一个能抵挡10万点伤害的护盾，冷却时间60分钟。3. 狂猎，开启后获得100%冷却缩减，持续时间15秒，冷却时间60分钟。4. 无视等级限制，集齐3件装备过后，可以无视使用者等级进行装备。5. 强化附加特性，提供20%中击概率，触发后造成1秒眩晕。介绍：战士职业的梦幻套装已经被玩家天意解锁，成为玩家天意得专属装备，不可售卖，不可转让。狂猎者披风，钻石阶，类型套装组件1/3，等级50级，强化等级+10，等阶钻石阶，防御力1500，强化提升50%。限制战士，耐久10000-10000。附加特性：1. 力量值+400，敏捷+400，体力+300，智力+300。2. 与狂猎者臂章共享套装效果。3. 强化附加特性，提供20%闪避。介绍：战士职业的梦幻套装已经被玩家天意解锁，成为玩家天意得专属装备，不可售卖，不可转让。狂猎者战靴，
传说阶。类型套装组件1/3。等级60级。强化等级加10。等阶钻石阶。移动速度2250，强化提升50%。限制战士耐久10000010000。附加特性1力量值加400，敏捷加400，体力加300，智力加300。2与狂猎者臂章共享套装效果。3强化附加效果，移动速度提升50%。介绍战士职业的梦幻套装已经被玩家天意解锁，成为玩家天意得专属装备，不可售卖，不可转让。看完这3件装备过后，秦风满意的点了点头。无论是臂章的20%重击，还是披风的20%闪避，亦或是战靴的50%移动速度加成，对于秦风而言都是极其强大的战力加成了。查看完这3件装备之后，秦风将目光转移向了斩龙之刃。在查看之前，秦风本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但当他真正看到斩龙之刃的变化之后，他才明白他对于斩龙之刃这把5等级限制的成长型武器的认知有多么的浅薄。在神域之中，成长型武器的数量是极其少的，再加上其成长所需的苛刻条件，潜意识里很少有玩家愿意且有资源把成长型武器堆到传说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今日之前的秦风并不知道传说阶的武器强化到加10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强化完斩龙之刃过后，秦风本以为强化加10的斩龙之刃只会多出一条强化特性，然而当秦风打开斩龙之刃的介绍面板之时，他才无比惊愕的发现，仅仅只是强化加10，斩龙之刃便多出了3条附加特性。是的，是3条附加特性，而不是3条装备强化特性。这就意味着新增的这3条特性是可能跟随装备等阶提升而提升的。斩龙之刃成长型武器，等级22级，根据使用者等级提供。强化等级加10。等阶传说。攻击力4657， 22级基础攻击力3105，强化提升50%。附魔1极限攻伐，提供50%增伤效果。附加特性1力量值加1480。2攻击时附加70%额外伤害。3攻击时有70%的概率造成绝对迟缓效果，降低目标200%的时间感知力，持续6秒。4攻击时有70%的概率造成破碎效果，目标每秒损失10%的生命值，持续时间6秒。5吞噬灵体，每击杀一个单位，刀灵灵体强度加1。6断罪，攻击时有20%的概率施加断罪效果，降低目标50%的防御力，50%的异常状态抗性。本是强化附加特性受到传说阶成长型武器斩龙之刃的影响，强化效果强行更改，并变更为装备附加特性。7审判，攻击时有20%的几率造成锁闭效果，锁闭目标的一切行动持续3秒。本是强化附加特性。8裁决，攻击当前血量低于10%的敌人时进行处决判定，判定成功后无视等级，无视状态抗性，强行处决。本是强化附加特性。主动技能1斩龙闪，闪现到1000码范围内的任何一个点，并驱散所有异常状态，冷却时间6秒。2刀之灵，容纳刀灵于己身，移动速度提升200%，攻击速度提升200%，神经反射速度提升200%，动态视觉提升200%，异常状态抗性提升200%，免疫灵魂伤害，持续5分钟，冷却60分钟。耐久永不磨损。限制斩龙之刃已锁定为角色天意的专属装备，不可交易，其他人不可使用。介绍玩家天意的专属装备拥有成为神器的潜质。看完斩龙之刃的介绍之后，秦风心中的兴奋几乎难以抑制。他没想到自己的坚持居然让斩龙之刃在传说阶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别的装备强化到加10之会增加1条装备强化特性，而斩龙之刃却在传说阶位就达到了神级9阶才有的3条附加特性。而且这还不是全部，更为可怕的是，斩龙之刃居然强行更改了强化特性的效果，并将强化特性变更成了装备固定的附加特效，使得这些强化特性可以随着斩龙之刃等阶的提升而提升。值了，太值了！想到这里，秦风觉得此前消耗的那些资源非常的值得。与此同时，他也期待着斩龙之刃强化到加13、加15时的样子。强化完一身的装备之后，秦风便将这些装备全部换上了。换上装备之后，秦风打开了自己的状态栏，查看起了自己的信息。天意职业战士，猩红收割者，2阶，等级22，血量2660002660000 33200星号500百分号加20000，大祝福数星号500百分号，蓝量2530002 2530000，攻击力13370左元括号3320加4657，斩龙之刃加5100，狂战者臂章加293，兽人先知的坠炼，防御4148左元括号2648加1500右元括号，力量3320左元括号610加1480，斩龙之刃加30，兽人先知的坠炼加1200，狂猎者套装，敏捷1737左元括号507加30，兽人先知的坠炼加1200，狂猎者套装，智力1265左元括号305加60，兽人先知的坠炼加900，狂猎者套装，体质1324左元括号394加30，兽人先知的坠炼加900，狂猎者套装，幸运25左元括号15加10，幸运女神的胸针，属性点0，技能点16，暴击率100%，天赋10倍暴击，暴击伤害1000%，天赋10倍暴击，
天赋：已激活10倍暴击，10倍攻速，10倍暴击，暴击几率100%，暴击伤害1000%；10倍攻速，攻速提升1000%。未激活：无限火力，无限成长，绝对抗性，弑神之力，强制奴役，命运主宰，绝对无敌，时间逆流。技能：天外飞仙，10级；幻影替身，10级。专职技能：猩红之刃，10级；猩红标记，10级；猩红断头台，10级；鲜血魔警 Max， 暴血 Max。装备技能：一、斩龙闪，闪现到1000码范围内的任何一个点，并驱散所有异常状态，冷却时间6秒。二、刀之灵，容纳刀灵于己身，移动速度提升200%，攻击速度提升200%，神经反射速度提升200%，动态视觉提升200%，异常状态抗性提升200%，免疫灵魂伤害，持续5分钟，冷却60分钟。三、兽人先知的坠链，驱散携带者身上的异常状态，冷却时间60s。四、刺激能量护盾，开启后获得一个能抵挡10万点伤害的护盾，持续时间30秒，冷却时间60分钟。五、狂烈，开启后获得100%冷却缩减，持续时间15秒，冷却时间60分钟。武器专精，高级刀术专精，效果：使用刀类武器之时，伤害额外增加30%。已装备武器：斩龙之刃、兽人先知的坠链、狂烈者披风、狂烈者臂章、狂烈者战靴。背包：隐秘披风、暗夜狩猎者的匕首、白河愁刀鞘、熊战士镜甲、金币。材料：完美级，强化石67克。看完自己的信息之后，秦风状态好得不得了。如果让现在的他对上莫雷，即便再不开启暴血，他也能轻轻松松地战胜对方。想到这里，秦风便起了找人试刀的心思。他想起了那个注视着他的目光，那个来自黑教团的刺客。一念及此，秦风便有了行动。走出安全屋之后，秦风径直朝着枫叶城东门而去。这个地方的地形他比较熟悉，弄死那个刺客之后，也能找到地方把这个刺客给埋了，免得污染环境。刚一离开安全屋所在的街区，远离了城主府的辐射范围，秦风就察觉到一丝若有若无的目光正在他的身上游走。感知到这份目光之后，秦风加快了步伐，朝着给刺客预定好的目的而去。片刻过后，秦风很快便来到了枫叶城东的那片田地里。到达之后，秦风装模作样的开始杀猪，一边杀猪，秦风一边留意周遭的动静。也没让他等多久，黑教团派来的那位刺客就忍不住了。只见一个模糊的就要觉察不到的虚影迅速靠近到了秦风的身后，黑影手中银光一闪，一只匕首便捅向了秦风的后腰。然而就在匕首即将要落到秦风腰上的那一刻，本是在他身前的秦风却如未卜先知一般闪现到了黑影的背后。唰！在高达1700多的敏捷的加持之下，秦风的攻击速度本来就快得有些离谱了。而且不要忘了，此时的秦风已经22级了，已然解锁了他的第二个天赋10倍攻速。这一天赋瞬间就把秦风的攻速提升到了17000点敏捷才能达到的程度。在如此快的反击速度之下，秦风面前的黑影虽然有所察觉，也做出了趋避动作，但是他却无法躲避这一记攻击。34279，斩击落下的一瞬间，一道赤红的伤害数直条飘出。看到这个有些低下的伤害之后，秦风的眉头不经意的就皱了起来。在完成2转并装备上一身豪华装备之后，秦风的基础攻击力便来到了13370点，配合上他多达3层的被动增伤效果，以及第一天赋10倍暴击的加成，他这一刀的伤害的基础数值便达到了恐怖的334250点。然而，基础伤害如此恐怖的一刀，居然只能对这黑影造成3万多一点点的伤害。要知道这个黑影可是个刺客啊，其防御能力怎么能如此的高？想到这里，秦风立刻便对准面前的刺客丢出了探查术。黑教团代行者戴英，等级75级，等阶史诗阶，血量 720W 720W， 攻击力 22W 28W， 防御力15000，技能大师级匕首精通，高级防御，高级闪烁，高级隐匿，高级分身，高级前行，洞察，高阶战斗本能，沉默咒术，割喉之战，陨星一击，极限恐惧，遁入阴影，法力燃烧，恩赐解脱。介绍：黑教团第一高手，拥有着极其强大的暗杀能力。迅速查看完戴英的信息之后，秦风心中顿时就有了明悟。75级的刺客拥有15000点的防御，700多万的血量也是很正常的，毕竟那是经历了7转才能获得的数值，不高才是奇怪的事儿。不过这些高额的数值并不足以让秦风在意。以他现在的伤害能力，想要打空戴英的血量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让秦风感到头疼的是，戴英那数量多达15个的高级技能，先不说质量高低，就单单是这个技能的数量也是非常恐怖的了。当然，此刻吃惊的并不只有秦风，被秦风砍了一刀的戴英也是无比的诧异。在得知秦风动用秘术斩杀了莫雷之后，戴英便将秦风当成了可以威胁到自己的对手了。此前的那一次试探攻击，一是为了摸清楚秦风的战力以及当前的状态，二则是为了逼出秦风的保命手段，降低击杀难度。然而他没想到的是，秦风的反应居然如此的迅速，不但躲开了他的攻击，还反手给了他一刀。对于拥有着700多万的血量的戴英而言，3万点的伤害并不是一个不能承受的数值，但是这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这意味着眼前这个敌人再度成长了，即便在没有开启秘术的情况之下，也拥有着伤害自己的能力。想到这里，戴英便决定不再试探，直接动用全力抹杀掉秦风。心念一定，戴英便释放出了杀招沉默咒术。叮咚，你受到史诗级 BOSS 黑教团代行者戴英得咒术，进入强制沉默状态之中，无法发动技能，持续时间 7.25秒。听着耳边的系统提示音，秦风心脏就是一紧。足足7秒的沉默，如果不驱散这个状态，迎接秦风的便只有殒命一个下场。一念及此，
秦风也不犹豫，直接发动了兽人先知的坠炼的驱散效果。叮咚，你发动了装备兽人先知的坠炼，驱散了沉默效果。随着一声系统提示音，秦风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然而就在此时，本已被他拉远了的戴英却是一个闪身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手中的匕首如同复古之狙一般捅向了秦风的后脖梗子。与此同时，又是2道提示音在秦风耳畔响起。叮咚，你受到割喉之战的影响，陷入沉默状态之中，无法发动技能，持续时间 3.45 秒。叮咚，你受到割喉之战的影响，陷入易损状态之中，受到伤害之时，伤害提升 200%， 易损状态持续 3.75 秒。秦风心中一急，他明白如果让戴英的这一击命中，他就只有回主城泡泉水去了。不过解锁了狂猎者披风之后，秦风的生存能力已然达到了一个恐怖的水准。想要破解这一记攻击，秦风有的是办法。叮咚，你发动了狂猎者套装效果，狂猎，冷却时间缩减 100%。叮咚，你发动了刺激能量护盾，获得10万点护盾，持续30秒。叮咚，你发动了刺激能量护盾，获得10万点护盾，持续30秒。叮咚，你发动了刺激能量护盾，获得10万点护盾，持续30秒。随着一道道提示音的响起，一层又一层的护盾出现在了秦风的身上。用无比蛮，噗噗噗，一层层护盾在戴英的攻击之下，如同遇着岩浆的冰雪一般，瞬间就蒸发成了雾气。然而一层护盾破碎了，另一层护盾却又站了出来。看到自己的攻击被这层出不穷的护盾挡了个严严实实的，戴英很是懵逼。不是说这小子是独狼吗？不是说这小子才不到20级吗？他怎么有这么多的刺激能量护盾防御卷轴？他到底是哪方势力的人？怎么这么的有钱？看着眼前还存留着无数层的护盾，戴英怀疑起了自己的价值观。然而更为让戴英懵逼的还在后面。只见秦风脖子上的坠链再度发出了一阵耀眼的光芒，秦风又从沉默状态之中脱离了出来。这是什么极品装备？为什么冷却时间这么短？咦，这装备他妈的为什么只有10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他妈的不能是真的。戴英无比惊讶地望着秦风，眼中充满了不可置信的神色。但是常年执行刺杀任务的他并没有因此停下了手中的攻击，强行压抑住心中的震撼，戴英决定背水一战。他今天说什么也得把秦风给控制住了。一念及此，戴英猛地伸手指向秦风。下一刻，一道巨大的陨石从天而降。这陨石不仅伤害能力惊人，而且还附带有长达3秒的眩晕时间。要知道，眩晕和沉默可不一样，不吃抗性，且中招之后是无法做出任何行动的。然而就在戴英的动手的那一刻，秦风也动手了。他释放出了新获得的技能猩红断头台。下一刻，2道提示音在秦风耳边响起。叮咚，你受到了陨星一击，陨星一击造成80W点的伤害，伤害已被刺激能量护盾抵消，你受到眩晕，进入3秒眩晕状态之中。叮咚，你发动了猩红断头台，强行锁闭黑教团代行者戴英的行动，并造成3秒眩晕。同时一道伤害数值条也从戴英的脑袋上飘了出来。34279。3秒钟过后，2人同时从眩晕之中苏醒。戴英心头巨震，但是他不慌，因为他还有一个控制技能可以用。刚一从眩晕状态之中苏醒过来，戴英立刻便释放出了他的最后一个控制技能极限恐惧。和眩晕相比，恐惧效果虽然会受到抗性的影响，但也能封锁行动，使目标无法动用物品。一旦秦风被他恐惧到，以他的伤害能力打破那些凡人的刺激能量护盾，便是一瞬间的事儿。然而戴英没想到的是，在他动手的那一刻，对面的秦风也动手了。下一秒，戴英彻底懵逼了，因为他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断头台。他知道自己又将陷入到3秒的眩晕之中。叮咚，你受到了极限恐惧，你受到恐惧，进入 2.37 秒恐惧状态之中。叮咚，你发动了猩红断头台，强行锁闭黑教团代行者戴英的行动，并造成3秒眩晕。又是2道提示音，但这一次留给秦风的时间却比戴英多了整整 0.63 秒。2.37 秒过后，秦风从恐惧之中清醒了过来。为了保证戴英可以乖乖听话，不要乱动，秦风仗着还剩20多秒的狂猎效果，再度朝戴英丢了个猩红断头台。戴英绝望了，但这份绝望里却携带着滔天的怨气。在他的认知之中，这种控制力极强的秘法都是有着时间限制的，根本不可能连续使用。然而这样一份铁则却在秦风这里失效了。不公平，这不公平！戴英在心中吼叫着，但这一切却只能是无能的狂怒。再度控制住戴英之后，秦风召唤出刀灵。叮咚，你获得增益 buff， 移动速度提升 200%， 攻击速度提升 200%， 神经反射速度提升 200%， 动态视觉提升 200%， 异常状态抗性提升 200%， 免疫灵魂伤害，持续5分钟。而后秦风使用出幻影替身，召唤出了一具和本尊一模一样的分身。下一刻，2道猩红的标记被印刻在了戴英的身上。刷刷刷，本尊分身一起发动攻击。在10倍攻速天赋的加持之下，本尊和分身每秒都能砍出将近180刀，那速度比市面上最快的电动打桩机还要快上10多倍。103W， 103W， 103W， 一道道赤红的伤害数值条从戴英的脑袋上飘出。不到1/10秒的时间，本尊和分身加在一起就砍出了36刀，将戴英的血量给清空了。其实早在秦风砍出第4刀的时候，戴英就已经嗝屁了，但10倍攻速的加成太过于恐怖了，秦风还没留神便达成了鞭尸成就。叮咚，你击杀史世界 BOSS 黑教团代行者戴英，获得功勋值1000万点，
获得经验值2亿点，获得声望值200万点，获得史诗阶武器湮灭之刃，获得高阶技能书陨星一击。叮咚，由于你击杀了史诗阶 BOSS 黑教团代行者戴因，邪恶势力黑教团对你的好感度下降50点，当前好感度150，他们极度痛恨你，当前关系为血海深仇。叮咚，你手杀了史诗级 BOSS 黑教团代行者戴因，获得手杀奖励，奖励神级强化10x10，奖励自由属性点400，奖励幸运点10点。叮咚，你击杀了黑教团代行者戴因，完成了陈天阳的悬赏。回到枫叶城后，将戴因的尸体交给三皇子陈天阳，可获得5亿金币、3亿经验值。叮咚，你达成了鞭尸成就，奖励声望值1000点，奖励功勋值100点。听着耳边响起的一连串的提示音，秦风淡笑着将目光放到了戴因的尸体下方。这一次他的收获可谓是丰富的有些离谱，不仅戴因的尸体可以换回5个亿的金币，地下爆出的那些物品也是价值不菲。想到这里，秦风便走到了而戴因的尸体旁边，收捡起了战利品。叮咚，你获得史诗阶装备暗行者披风。叮咚，你获得史诗阶装备暗行者手套。叮咚，你获得史诗阶装备暗行者战靴。叮咚，你获得完美级强化10x2000。叮咚，你获得特殊道具黑教团总坛8级权限令牌。看着本次获得的战利品，秦风脸上顿时便浮现出了浓重的惊喜之色。今日他本来就只想是个刀，检测自己的战斗力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然而没想到的是，来刺杀他的人居然是黑教团的第一高手戴因，更没想到在击杀戴因之后，竟然能获得一个极度重要的道具黑教团总坛8级权限令牌。黑教团总坛8级权限令牌，类型特殊道具，等阶5，效果使持有者掌握8级权限，能自由进出黑教团总坛，能自如开启总坛内部任何房间。介绍：黑教团第一高手戴因的令牌，其权限仅在黑教团教宗克罗索之下。早在陈天阳向卡莱尔做出邀请的时候，秦风就已经觉察到了第一个世界副本即将到来。从那时起，秦风就想着搞一个权限令牌，因为有了高权限令牌之后，他就可以随意进出黑教团的各种密室。在副本开启之后，一个人偷偷拿掉黑教团积累多年的物资。然而还莫等秦风踏破铁鞋呢，这个第2高等级的权限令牌就被戴因给送来了，让秦风激动的恨不得给戴因上几炷香。除开这个8级的权限令牌，秦风本次的收获也是非常丰厚的。首先是史诗级的武器湮灭之刃，这是一把刺客职业的专属武器，可以当做斩龙之刃的饲料。其次的话就是暗行者3件套，这3件装备对于刺客的价值就相当于狂猎者套装对于战士的价值。凑齐暗行者套装过后，使用者就能得到刺客职业最想要的属性暴击加成。秦风在心中估算了一下暗行者套装的价值，这玩意儿放到米特尔拍卖场里，少说也能卖出40多亿金币的价格。由于是套装的原因，这套装备能比一般的装备多卖出将近1半的价钱。再其次的话就是高阶技能书陨星一击。回忆起陨星一击那有些恐怖的伤害和控制能力，秦风对这个技能还是无比眼热的。但是受制于职业限制，这个技能秦风也是不能学习的，只能丢给米特尔拍卖场拿去换钱。除开这些装备和技能书之外，秦风还获得了400个属性点奖励。也没多想，秦风加了200点的力量，100点的敏捷以及100点的体质，尽可能的做到全方位发展。而后就是秦风特别想要的幸运值奖励了。这次击杀戴因，秦风直接获得了10个幸运点奖励，直接就让他的幸运值达到了35点。还有的就是10个神级强化石了，只是由于数量过于稀少，对现在的秦风而言意义不是很大。想到这里，秦风便收拾好了自己的战利品，提着戴因的尸体往枫叶城而去。他准备把戴因交给陈天阳，领取悬赏任务的奖励。在击杀戴因之后，秦风得到了2个亿的经验值，加上他此前就有的10个亿的经验值，他还差3个亿的经验值便能晋升到23级了。而完成陈天阳的悬赏任务之后，恰好就能获得到3个亿的经验值。想着升级之后又能获得80点的自由属性点，秦风颇为开心地哼起了小曲儿。然而有人开心，自然就有人悲伤。在感受到戴因身死魂消之时，黑教团教宗克罗索悲痛地蜷缩起了身子。克罗索的全名叫克罗索·西恩斯，而戴因的全名则是戴因·西恩斯。克罗索是戴因的父亲。看着手上那象征着戴因的印记，2行浑浊的泪水从克罗索的眼睛里淌了出来。就在不久之前，这个印记还散发着热力，时不时还会跳动2下，证明着戴因旺盛的生命力。那时候克罗索还期待着戴因能像以前那样顺利地完成任务，安然无恙地回到自己的身边。然而此时的这个印记却是失去了温度，就连印记那银色的纹路都在慢慢变淡。克罗索抚摸着手中的印记，不舍的泪水滴滴答答地滴落在了印记之上。他后悔自己的决定，后悔没有查清楚秦风的真实实力，就贸然派出戴因去刺杀对方。但是无论他如何的后悔，都只能是毫无效用的徒劳。吼吼吼！一声声的低沉的不像是人类的声音从克罗索的喉咙里冒了出来。他下定决心，这一次哪怕堕入无尽的深渊之中，也要替他的儿子报仇。一念及此，克罗索不再犹豫，他转身便进入了密室深处的那一扇大门之中。以往他从不敢踏入这门后的世界，可今日为了得到足以杀灭秦风的力量，他战胜了自己的心底的恐惧，以大无畏的姿态踏了进去。在踏入密室的那一刻，克罗索威严的声音在整个黑教团总部响了起来：总部封闭3天，许进不许出。3日之后，我带你们踏平枫叶城，横扫世界。嘎吱一声，密室的大门紧紧地闭上了。黑教团总部里，无数狂热的教徒疯狂欢呼。他们等了太多年，终于等到了教宗决意扫除这恶臭人间的这一天，消除人类暴政，
世界归于湮灭，湮灭之主万岁，教宗万岁，毁灭人类。从枫叶城开始，世界终将臣服在湮灭的脚下。在黑蛟团那群狂热分子欢呼之时，秦风也赶回到了枫叶城。进城之时，秦风察觉到了几道别样的目光，打开探查之眼，几番查看之后，秦风清楚了这些人的身份。这些人和秦风一样，都是蓝星上的玩家。看到这群到达了主城的玩家之后，秦风脑海之中顿时便想起了一份榜单。当每个大区的主城玩家人数达到100人之时，神域游戏就会开启等级排行榜，排名在榜单前3的玩家每周都能获得额外的奖励。此时已经有玩家进入了主城了，那就意味着榜单开启之日已然不远了。想到这里，秦风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淡淡的微笑。把尸体送到陈天阳手中之后，秦风就能达到23级了。而此前的看到的那几个玩家，等级最高的也就只有13级。凭他们的速度，想要追上秦风，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做到的。一念及此，秦风便不再去想玩家的事儿，朝着城主府的位置便走了过去。很快，秦风就来到了城主府之前。和上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秦风刚一到达城主府的门口，2个看门的门房就迎了上来，非常谄媚的开口问道：“天一先生，你是来找城主大人的吗？”听着门房的提问，秦风淡淡的点了点头。天一先生，城主大人今天不在，他昨天就带兵离开了枫叶城。此话一出，秦风的眉头顿时就蹙了起来。动作这么快的吗？秦风在心中暗自思忖，作为众生者，秦风非常清楚陈天阳这次离开枫叶城到底意味着什么。陈天阳这一次是去扫除枫叶城范围内的黑教团势力去了。一旦陈天阳得胜归来，他就会发布一条公告，而那条公告就是彻底开启世界副本黑教团的湮灭的钥匙。想到这里，秦风也没有犹豫，取出储物戒指之中的戴婴尸体，丢在了2个守卫的面前。麻烦2位大哥，待城主归来之时，帮我把这个人呈给他。看着秦风丢在地上的尸体，一开始的时候，2个守卫脸上的表情并没有出现什么变化。然而，当他们看清楚戴婴的面容之后，2人均是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惊呼：居然是戴婴！他不是传闻之中的黑教团第1强者吗？天意先生，这戴婴是你击杀的？看着2个惊讶的语无伦次的守卫，秦风淡淡的点了点头，就麻烦2位大哥了，我还有点事儿，就先走了。说完，秦风毫不犹豫的便转身离开了。以陈天阳御下的手段，这2个守卫必不敢将击杀戴婴的功劳挪到自己的身上，否则他们不仅前途不保，估计连性命也会丢了去。对此，秦风特别的放心。离开城主府之后，秦风快步赶往米特尔拍卖场。世界副本就要开始了，秦风自觉能从这一次的世界副本争夺战之中拿到足够多的好处。为此，他需要提前向米特尔拍卖场订购下足够数量的史诗阶武器。要知道，史诗阶的武器可不比传说阶的武器那么好搞，即便是以米特尔拍卖场的能量，想在短时间内搞到这么多的东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快，秦风就到达了米特尔拍卖场。刚一走进拍卖场，秦风就被之前见过的那个小莲给带去了海瑟薇的办公室。对此，秦风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在他击杀了莫雷之后，整个枫叶城的绝大部分势力都曾向他表示过善意。今日被米特尔家族的引导小姐特殊对待，也是秦风预料之中的事情。2人的步子很快，没用多长的时间便来到了海瑟薇的办公室前。大小姐，天意先生过来了。还没进门，小莲便兴高采烈地喊了起来。声音落下，办公室里便传来了一阵板凳挪移的声音。紧接着，米特尔家族的大小姐便快步走出了办公室，来到了秦风的面前。天意先生，今天怎么想着来看我呢？还未等秦风开口，海瑟薇便自来熟地议断了秦风的来意，给秦风都整得有些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见秦风的表情有些不知所措，海瑟薇只能干咳2声，把这事儿带了过去，并在心中暗自决定，之后还是保持点距离感。这位天意先生估计不是很喜欢女人对他如此的热络。小莲，帮我把最好的茶叶取出来1罐，我要给天意先生泡茶。好的，小姐。进门之后，海瑟薇吩咐小莲开始干活，她自己则是拉开了办公桌前的椅子，让秦风坐上去。待小莲取来茶叶之后，海瑟薇抬起纤纤玉手，替秦风泡起了茶叶。但如此玉手让座，红袖添茶的享受却没能让秦风沉迷。重活一世，秦风心中只有变强这一个念头。在他眼里，不管是什么红袖添香，还是什么素手研磨，都不如一把斩龙之刃的饲料。也不想海瑟薇继续这么套近乎，瞎折腾。秦风直接开门见山说出了自己的来意。海瑟薇小姐，这一次我有点急事儿，需要你帮忙。天意先生，你没有必要如此的客气，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海瑟薇绝不推辞。听到海瑟薇这话，秦风也不客气，非常直接的回答道：我需要9把史诗阶的武器，但是我现在的金币不是很够，需要几天的周转。我想请海瑟薇小姐先帮我颠覆这笔费用，购买武器的钱我事后会不及你。多少？海瑟薇惊讶的抬头，一脸诧异的看着秦风，他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9把，有困难吗？作为重生者，秦风自然清楚9把史诗阶的武器究竟有多么的难搞，但是为了斩龙之刃能够成功进阶，他还是厚颜无耻的回了一句有困难吗？听到秦风这句轻飘飘的回答，再看着秦风脸上那略带疑惑的表情，海瑟薇强行压制住即将要出口的斥责之声，长长的呼吸着，平缓着自己的心情。不过想了一会儿之后，海瑟薇很快就释然了。以秦风背后的势力，可能史诗阶的武器还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儿。这也能够解释秦风说出需要9把史诗阶武器之时，为何是那副无比平淡的表情。一念及此，有一个明悟从海瑟薇的心中浮起。能如此平淡的说出需要9把史诗阶的武器，不就是秦风背后的势力极其强大的证明吗？如果通过这件事儿能够和秦风交好，那也是一件非常划算的生意。想到这里，海瑟薇当即就有了决断。
好的，秦风先生，你的要求我答应了，不过我需要一点时间。我们米特尔拍卖场虽然在枫叶帝国挺出风头的，但是在整个神域大陆的拍卖场之中，也就堪堪排在前5。想在短时间内找到这么多的史诗阶武器，却是不是很容易？这一点希望您能够理解。听到海瑟薇的答复，秦风暗自松了一口气。而后，他拿出早已整理好的2个储物戒指，递给了海瑟薇。其中一个装着秦风不需要的材料以及一些低端的武器，这一部分大概能值9个多亿金币。另外的一个戒指则装着黑教团给秦风贡献的设计图纸、制式装备，以及戴因给秦风送来的暗行者套装。和前一个储物戒指相比，这个储物戒指的价值就要高很多了，总价值几乎能摸到60亿的门槛。2个储物戒指加在一起，大概能换回4把左右的史诗级武器。当然，买的还是最便宜的那种。海瑟薇小姐，这是我预付的定金，你可以查看一下，给我估个价。看着秦风递过来的2个储物戒指，海瑟薇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太过于在意，因为在一般情况之下，预付的定金一般都不会超过购买之物总价的10%。9把史诗阶的武器，就算以米特尔拍卖场的身份去采购，也需要花费将近150亿的金币。10%的预付定金，对于一宗这么大的交易来说，只能算作是一个轻飘飘的担保。然而，当海瑟薇打开了第2个戒指过后，他却足足愣了有3秒多的时间。不为别的，只因为秦风给出的这份定金实在是太过于丰厚了。天意先生，按照我们拍卖场的规矩，定金其实只用付10%的，而且您还是我们米特尔拍卖场的黑卡贵宾，以您的身份，你只需要交付5%的定金就行了。听着海瑟薇的话，秦风决定再让这个女商人感动一回，方便以后从她身上拿到更多的好处。我知道，但是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也没什么用，还不如当成定金交付给你。说到这里，秦风顿了顿，观察了一下海瑟薇的反应，发现这女人一双眸子亮晶晶的，正无比专注地听着他的讲述。秦风这才放下了心，继续说道：这么大的一笔交易，即便你是米特尔家族的大小姐，想要做下去也要顶着家族的压力吧。我的这些定金其实并不是给你的，而是给你家族里的长辈吃的定心丸。有了这笔定金，你再去做什么，他们也不会有说辞的。话音落下，海瑟薇放在桌面上的尾指猛然抬了一下。做生意这么多年以来，他从未遇到过秦风这般会为卖家着想的买家，更别说是会为他考量、替他处理家族之中的意义了。那一瞬间，海瑟薇非常的感动，他甚至有一种把秦风当成知己对待的冲动。但是片刻过后，海瑟薇还是清醒了过来。做生意这么多年，他的定力还是非常的强大的。他非常的清楚，他和秦风之间仅仅只是合作关系，远远没有达到朋友的程度。尽管他非常想和秦风做朋友，想借秦风的力把自己推上米特尔家族话事人的位置，但就现在的情况而言，两人之间的关系达到那般程度。呼，长呼出一口香气，海瑟薇站起身子，朝秦风微微一欠身，嫣然笑道：那海瑟薇就恭敬不如从命，谢过天意先生的好意了。听到这话，观察海瑟薇多时的秦风又怎么可能不明白对方没说出的话？只见他轻轻一摆手，淡然回道：没关系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把你当朋友，自然就不能让朋友陷入到进退两难的境地之中。此话一出，海瑟薇脸上的表情顿时就复杂了起来。一时间，他甚至分不清秦风心底的真实想法，又或许这并非是他分不清，而是他自己也在配合着秦风欺骗着自己。把契约拿出来吧，签了之后，我还有点其他事情要做。好的。海瑟薇蓦然转过头，吩咐一旁的小莲拿过来一份商业契约，并与秦风完成了契约的签订。签订完契约之后，秦风也不再停留，见到道别之后，做事要离开。海瑟薇也不挽留，陪着秦风一道将秦风送出了米特尔拍卖场。离开拍卖场后，秦风按照计划开始了最后的表演。就送到这里吧，我就先走了。那你慢走啊。秦风一点头，朝着前方走去，刚没走出几步路，便回过了头来望向了海瑟薇。你还有什么需要我的吗？见秦风回头，海瑟薇问出心头疑惑。秦风淡淡一笑，嘴角的弧度不多不少，正好夹杂着半分阳光味道。对了，你上次送我的那10把传说阶武器非常的好用，以后有什么用得上我的，你只管开口。说罢，秦风潇洒转身，把背影留给了海瑟薇。海瑟薇愣愣地望着秦风，回味着秦风最后的那句话。经过这几次的接触，海瑟薇无比坚定地认为秦风是个非常守信的人，这是她作为女人的直觉。她真的当我是朋友？不可能吧，我们不过合作了几次，她这种人不应该如此容易接纳别人啊。一瞬间，海瑟薇心中升起了无数怀疑的念头，试图对冲掉那不切实际的虚幻感觉。从一开始投资秦风的时候，海瑟薇的目的就不单纯，她一开始想的就是利用秦风背后的势力，将自己推上话事人的位置。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海瑟薇更容易接受利益的交换，同时不愿意相信人与人之间那脆弱的情感联系。但是秦风今日的这一番动作，却是让海瑟薇的信念发生了动摇。秦风太强了，刚刚职业1转就能击杀掉莫雷那般68级的黑教团成员，如今更是成功完成了职业2转，实力更是深不可测。若是再让他成长一会儿，其实力估计就能触碰到枫叶帝国的天花板，站到大陆顶尖强者的序列之中。在慕强心理的作用之下，海瑟薇心理防线渐渐的就对秦风敞开了一道口子，不自觉的就把秦风的话当成了金科玉律，不自觉就把秦风释放的好意当成了可能无限增值的资产。在这种心理作用的影响之下，海瑟薇的信念彻底破碎了。即便他很清楚一句轻飘飘的许诺未必会有多大的作用，但秦风递来了一根枝丫，他就得赶着命的接下来。不接住的话，光是那10把传说阶武器的沉没成本都足够让他心疼到无以复加。再说回秦风身上，离开米特尔拍卖场后，秦风便朝着枫叶城外而去了。在等待副本开启的这段时间里，秦风并不准备搞隐藏任务，他需要留存下足够的精力去迎接世界副本的到来。
但闲着也是闲着，秦风便想到了佣兵任务。走出枫叶城后，秦风打开了佣兵任务面板，将整个枫叶城西面的任务全接了下来。受制于白银等阶的佣兵等级，秦风能接取到的佣兵任务都非常的容易。当然，这个容易是相对于秦风而言的。对于其他的玩家来说，每一个白银阶的任务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消耗大量的物力人力才能够完成。即便是前一世里那些成建制的工会，想要在刚进入主城没几天就成批的完成白银阶的佣兵任务，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想到这里之后，秦风就开启了他的扫荡。叮咚，你的佣兵等级提升了，当前佣兵等阶为黄金，当前等级为 LV9。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23，获得80个自由属性点。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24，获得80个自由属性点。经过2天的扫荡，整个枫叶城西面所有存在佣兵任务资源点的地方都被秦风扫荡了一遍。与之相应的，他的等级也从22级多12亿经验，达到了24级多22亿经验值。算算时间，如果这一世陈天阳没有偷懒的话，估计今天就能回到枫叶城了。只要等陈天阳看到戴英的尸体，他的悬赏任务就算完成了，3亿的经验值就会直接发放，秦风便能达到25级。至于悬赏的那5个亿金币，则是需要前往城主府领取。想到这里，秦风便朝着枫叶城的方向走去。在过去2天的扫荡之中，秦风都是有下线睡觉的。得益于这份选择，此时的秦风精力异常的饱满，随时都能参加到世界副本的争夺战之中。很快，秦风就从荒野之上回到了枫叶城之中。刚回到枫叶城不久，一道系统提示音便在秦风的耳边响起了。不过这却不是秦风等待多时的经验值提升，而是一则的世界通告。世界通告检测到华夏大区进入主城的玩家已经达到100人，正式开启等级排行榜，占据榜单前3者每周都可以获得额外的奖励。叮咚，当前排行榜第1位玩家天意，角色等级24级。听着耳畔响起的提示音，秦风眼角顿时就浮现起了一抹笑意。由于秦风前期太过于独领风骚的原因，这一世的华夏玩家练起等级来简直一个更比一个疯狂，其中甚至还有个别高玩还尝试挑战过秦风在副本兽人先知的计划中的通关时间。虽然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从这一点也不难看出，秦风这一条鲶鱼在这一世里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大大改善了华夏玩家不如别的大区玩家的局面。而对于这一点，秦风这个始作俑者感到无比的欣慰。不过欣慰归欣慰，这第1名的位置秦风却是不愿意放弃的。他要一直待在这个位置上，拿着鞭子鞭笞着所有华夏玩家奋发图强，努力打游戏，为神域降临现实之后积蓄实力。想到这里，秦风也不犹豫，直接就点开了游戏论坛。他准备写一篇付费攻略，把那些他不需要了的隐藏任务告诉华夏玩家们。这样做不但可以提高玩家们升级的速度，还能让秦风大大的赚上一笔钱。至于害怕玩家们练级速度过快，从而追上自己，抱歉，秦风就没有担心过这个问题。虽然他升级所需的经验值是普通玩家的10倍，但是他现在的实力又何止胜过普通玩家100倍、1000倍。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若是存了那种小家子心思，他还就真不配当一个众生者，也不配拥有 SSSS 级职业猩红收割者。打开论坛之后，秦风找到了攻略区。此刻的攻略区之中，已然有了无数的帖子在议论这一次的世界公告，硬生生的把攻略区给搞成了吹水区。震惊！天意大佬居然已经24级了，他还是人吗？天意大佬牛逼！一个老粉丝的自述，请证明天意开挂了，不然我心里不平衡。此时讨论区里10个帖子，有9个都是在讨论秦风，有吹捧秦风的，有顾影自怜的，但最多的却是质疑秦风开挂的。不过这也很正常，毕竟此时排行榜上第2的那位才只有14级，而秦风却是直接完成了2转，冲到了24级，比排名第2的那个玩家高了整整一阶10个等级，很难不让人生出秦风开外挂的念头。不过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秦风并没有生气，反而有一点点的小得意，毕竟还有什么评价能比得上开外挂这种赞美呢？不过秦风并没有在这种享受之中停留太久，他跳出了舒适区，打开了主题帖编辑器，开始了攻略的写作。20几分钟过后，一篇洋洋洒洒字数高达万字的攻略贴出现在了论坛之中。神域新人快速升级指南，发布人天意，售价1金币。发完这篇帖子过后，秦风便回到了游戏之中。和别的游戏论坛不同，神域的游戏论坛是要绑定游戏角色的。得益于这个机制，玩家们就可以通过发帖人的个人空间来确定发帖者在游戏之中的角色。以秦风现在的知名度，只要论坛里的老铁点进了他的个人空间，就必然会升起购买这份攻略的心思。毕竟1个金币也不多，游戏开服这么些天了，即使再困难的玩家也拿得出来。事实正如秦风所料的那般，在帖子发出去不久，秦风的耳边就响起了叮叮当当的提示音。叮咚，你的帖子神域新人快速升级指南，发布人天意，已被玩家大呲花购买，你获得1金币。叮咚，你的帖子神域新人快速升级指南，发布人天意，已被玩家双枪老太婆购买，你获得1金币。叮咚，你的帖子神域新人快速升级指南，发布人天意，已被玩家一杆青苔购买，你获得1金币。听着耳畔的提示音，秦风淡淡笑了笑，便关闭了这吵人的叮当之声。而后他便朝着枫叶城的方向继续行去。得益于高昂的敏捷属性，秦风的移动速度非常之快，不一会儿的功夫便回到了枫叶城之中。到达枫叶城之后，秦风便赶往了城中的高级药剂售卖处，花了将近2000万金币购买了一大堆的恢复药剂。他有种预感，这一次的世界副本将和前世发生的那次有些不一样。毕竟前世世界副本开启的时候，戴英可没有身死，
买完药剂之后，秦风又前去了锻造处，把狂猎者3件套和兽人先知的坠链修复完整。而后，他便提前来到了黑教团在枫叶城内的隐秘传送阵。这个传送阵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被动用的，而只有拥有着高级权限的教众才可以使用这个传送阵，其他的人只能走地下通道。秦风虽然不是黑教团成员，但是他却从戴英手中拿到了8级权限令牌。一旦陈天阳回到了枫叶城，发布了那份公告，开启了世界副本，他就可以在第一时间通过从戴英那里获得的8级权限令牌传送到黑教团总部之中。也没有等多久，秦风便感觉到脚下的大地传来了一阵阵的震动。感知到这份震动之时，秦风闭上了眼睛，将感知力放大到了极限。于是他看见了得胜归来的陈天阳。枫叶城中心广场，看着眼前军容齐整的军队，看着周遭围观的枫叶城居民，想着那10多处被自己摧毁的黑教团秘密基地，陈天阳心中没有自豪，有的全是无尽的耻辱。是的，他确实摧毁了很多黑教团的基地，但是他却没有带回来哪怕一颗黑教团砸碎的人头。陈天阳不甘心，他决定彻底向黑教团宣战，调动其枫叶城控制范围内所有的力量，一举攻破黑教团的总部。想到这里，陈天阳便发布了一番临阵前的演讲：枫叶帝国的子民们，黑教团荼毒百姓多年，罪大恶极，今日我陈天阳向全枫叶帝国的百姓立誓，我必然要彻底埋葬黑教团。如有勇士愿意助我一臂力，陈天阳感激不尽。一番演讲结束，一道道木弦令以枫叶城为起点，迅速分发向整个枫叶帝国。与此同时，华夏大区所有主城玩家的耳边都响起了一道道世界公告。世界公告：世界副本黑教团的覆灭已开启，持续7天。摧毁黑教团总部之后，副本自动结束，并成为固定副本。10分钟后将开启自动传送，传送目的地枫叶城，请所有玩家做好准备。世界公告：摧毁黑教团总部之前，世界副本内传说街以下的基础单位均会不限次数刷新，刷新间隔20分钟。世界公告：世界副本黑教团的覆灭已开启，副本挑战积分排行榜已开启，击杀黑教团教众不会掉落战利品，相关收益会自动替换为副本积分。副本完成之后，统一进行结算。世界公告：当前世界副本为高危副本，考虑到当前玩家等级过于低下，特开启无损复活权限。每个玩家都有无限次原地复活的机会，且不会损失任何属性和经验，也不会掉落任何物品。但每次原地复活都会损失1000点的副本积分，积分归零，玩家则在枫叶城复活点内复活。任务提示：黑教团总部就在枫叶城之中，请玩家自行搜寻。任务提示：由于当前玩家战力过低，副本难度过高，玩家可以想办法借助 NPC 的力量摧毁黑教团总部。听着耳畔响起的提示音，整个华夏大区的所有主城玩家都炸成了一锅粥。全是世界副本，游戏才开始几天啊！无限复活次数，还不损失任何的属性和经验，这是我要起飞的节奏吗？无限复活好是好，就是要损失积分，也不知道这个积分难不难搞。难搞的话，还是尽量别死了吧。别想无限复活的事儿了，想想怎么找到黑教团总部吧。找不到一切都是空谈。也是啊，这枫叶城这么大，我们上哪儿去找黑教团的总部啊？尼玛！你们快看天翼大佬的副本积分，这他妈还是人吗？此话一出，世界频道内顿时就炸开了锅。在所有玩家都在寻找黑教团总部，副本积分都为0的时候，天翼这个 ID 却在副本积分排行榜上一骑绝尘，积分瞬间就冲上了1000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分数还在以恐怖的速度不断攀升。说回秦风，在世界通告响起的那一刹那，秦风就已经通过了传送令牌，进入到了黑教团总部之中。但是秦风却没有直接传送到最底层，而是来到了第1层。来这儿的目的也很简单，那就是刷积分。每一个黑教团的低级甲士都能给秦风带去100点的积分，以及8000点的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白银阶黑教团甲士，获得100点积分，获得8000点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白银阶黑教团甲士，获得100点积分，获得8000点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白银阶黑教团甲士，获得100点积分，获得8000点经验值。在秦风高额的伤害面前，这些白银阶位的黑教团甲士简直比草稿纸还要脆弱。别说是阻挡秦风，以他们的实力，就连滞缓秦风推进的速度都无法做到。很快，秦风就从第1层的入口处杀到了第2层。为了让后来的华夏玩家们有怪杀，也为了降低他们的游戏难度，秦风只把第1层里的黑教团甲士杀灭了3/7。但即便是这样，秦风也获得了3万点的副本积分，以及240万点的经验值，站在了所有的主城玩家仰望的位置之上。到达第2层的入口之后，秦风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走下去，而是打开了游戏论坛，编辑起了一篇名为《世界副本黑教团的覆灭攻略》的帖子。他准备把黑教团总部的位置以及进入其中的方法，还有需要注意的精英怪全部给写进去。这么做并不是在谋求玩家们的称赞，而是两世为人的秦风希望这一世的华夏玩家能够用更快的速度成长起来，在乱世降临的那一刻，有足够的能力为了华夏的存续而战斗。几分钟过后，秦风完成了主题帖的编辑，并将其发布到了游戏论坛之中。叮咚，你特别关注的玩家天意发布了新的帖子，请注意查看。由于秦风之前发布的那篇神域新人快速升级指南，有很多玩家将秦风设置成了特别关注的对象。在秦风发布那篇帖子的同时，同一道提示音便在这些玩家的耳边响起了。这其中自然也就有部分已经到达了主城的玩家。卧槽，我看到了什么？天意大佬又发新的帖子了，还是这个世界副本的攻略。我靠，天意大佬还是人吗？我们都还在找入口，他就已经摸进去了，这未免也太过于变态了一点吧。
楼上的傻逼，说谁变态呢？人家大佬好心好意的给咱们发攻略，你就是这个态度？天意大佬牛逼！天意大佬万岁！我给大佬立牌位！在一众欢呼声之中，玩家们奔走相告，组织队往枫叶城的下水系统而去。因为在秦风在那篇攻略之中已经指明了，如果没有高级权限令牌，便只能通过隐藏在下水道深处的通道进入黑教团总部。很快，玩家们就到达了秦风所指明的通道之前。按照秦风给出的方法，玩家们齐心协力，共同击碎了这座保卫黑教团总部的黄昏之门。击碎了黄昏之门过后，玩家们便齐头并进，开始屠杀第一层里那些被秦风留下来的残兵败将。由于秦风在攻略之中做出了详细的讲解，事无巨细地分析了副本之中各种怪物的属性及弱点。看完攻略后，这些主城玩家很清楚，单凭他们个人的能力，很难在这个世界副本之中走得更远。想要获得最大的收益，他们必须抱团取暖。毕竟他们之中等级最高的也只有14级，而黑教团总部之中等级最低的白银阶甲士也有20级。而且他们可没有秦风那般恐怖的战斗意识以及堪称 BUG 的 SSS 级的天赋。面对着等级高出他们很多的敌人，不抱团就是死路一条。于是在这一刻，所有的华夏玩家都暂时放下了小我，融入到了集体之中，化身成为了让黑教团甲士都感到恐怖的第4天灾。堵着第一层每隔20分钟就会刷新的白银阶甲士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屠杀。随着他们的屠杀，他们的经验值和积分也随之蹭的往上涨，直到副本结算的那一刻，每个玩家都获得了无比丰厚的收益。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了。再说回秦风，在发完那篇帖子之后，秦风便踏入了第2层之中，开始了疯狂杀戮。此时，黑教团中负责守卫的人员也反应了过来，他们虽然不愿意相信这么多年来从未被人发现的总部居然也有被敌人入侵的一天，但是为了阻挡敌人推进的步伐，为他们的领袖，他们的教宗克罗索争取最后的时间，他们毅然决然地开启了总部的防御魔法阵。魔法阵开启之后，凡是身上有黑教团印记的人都能获得 50% 的全属性增幅，一些强大的个体甚至能获得 100% 全属性增幅。不过这一切对于杀力高到天际的秦风而言却是彻底的无用功。要知道，此前不久完成实力提升的秦风就已然能够击杀黑教团的第一高手黑教团代行者戴英了，击杀这些普通甲士更是无比的简单。即便他们都经过了魔法阵的增幅，但是对上秦风之后，依旧改变不了他们被一刀斩杀的结局。很快，秦风就杀穿了整个第2层。和上一次不同的是，秦风这一次并没有给华夏大区的玩家们留怪物，因为没有必要。在秦风的计算之中，普通玩家根本不可能在20分钟时间里杀到这一层来。等他们到来的时候，第2层的怪物早已刷新了，所以就没有必要留怪。恰在此时，在秦风走向第3层的路上，一道同系统提示音在他耳边响起了：叮咚，你完成了枫叶帝国3皇子陈天阳的悬赏任务，斩杀代行者戴英，获得3亿点的经验值。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你到达了25级，你获得80个属性点。听着耳畔响起的提示音，秦风也不犹豫，把这份属性点分成了2份，加了40点的力量以及40点的敏捷。加完属性点之后，秦风便下到了第3层之中。刚一进入第3层，秦风就看见了面前严阵以待，等待着他的沉眠者部队。而在沉眠者部队之前，还站着一个容貌漂亮的没话说，但眼神恶毒的像蛇蝎一般的女人。看到秦风杀到了第3层，女人也没有意外，手指往秦风所站的方向一点，身后的沉眠者部队瞬间开动，朝着秦风就扑了过来。由于这些沉眠者都是活死人状态，实力虽然有一些，但神智不是很清楚。他们的作战一直都是老一套，冲到半路的时候，这些活死人战士就释放出了先手技能墓碑，轰轰轰。随着一道道墓碑落下，沉眠者们又开启了光环技能迟缓光环。感受着身体之上的变化，秦风淡淡的笑了笑。在成功转职并集齐了3件狂猎者装备之后，秦风的体质属性已经达到了1300多点。斩杀了戴英，拿到首杀奖励的属性点之后，秦风又加了100点的体质，直接就把体质提升到了1400多点。如此高的体质属性给秦风带去了极高的异常状态抗性。以这些活死人战士那孱弱的智力属性，他们释放的弱控制根本就不能限制住秦风。冲进沉眠者堆中，秦风手起刀落，将一个个沉眠者斩杀成了尸体。得益于高达25级的等级以及一身豪华无比的装备，此时秦风的攻击力已然接近了14000点。如此高昂的攻击力，配合上他多达3层的被动增伤效果，以及第一天赋10倍暴击的加成，即便不释放任何的增伤技能，秦风的攻击力便冲破了34万点。然而秦风此次面对的沉眠者却只有15万点的血量，即便是得到了魔法阵的增幅，这些沉眠者的血量也只有22万多一点。而且他们不仅血量不足，对于秦风而言，他们的防御能力也是相当的孱弱。增幅后4500点的防御力，也就只能抵挡9万点的伤害。秦风只需要一刀，便可以让这些沉眠者变成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钻石阶炼金改造生物沉眠者，获得20万点的经验值，获得1000点功勋值，获得1万点副本积分。片刻功夫过后，秦风就将场中的沉眠者全部清除干净了。看着宛如魔神一般的，只是2-3个呼吸便杀光了70多个沉眠者的秦风，领头的那个女人战战兢兢的就向后方跑去。然而秦风又哪里肯放过她？猩红收割者每提升1级都需要10倍于其他玩家的经验值，现在秦风已经25级，想要升到26级，他足足需要30个亿的经验值。眼前的这个女人虽然同013号基地里的莫拉比一样是个传说阶的小 boss， 但是杀了她之后也是能获得差不多80万点的经验值，少是少了点，但毕竟有总比没有好。一念及此，秦风直接释放斩龙闪出现在了女人的背后，而后
一朵血红的血梅花便印刻在了女人的后背之上。下一刻，2道炽烈的刀光闪过，女人的血量瞬间被清空，变成了一具尸体，躺倒在了地上。叮咚，你击杀了049号秘密基地首领血腥玛利亚，获得80W 点经验值奖励，获得3万点副本积分。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意首杀了世界副本小 BOSS 血腥玛利亚，传说街获得首杀奖励，奖励副本积分10万点。听着耳边响起的系统提示音，秦风感觉还不错。3万积分的击杀奖励，10万积分的首杀奖励，这么些积分足够在结算时为秦风带去2件钻石阶的装备了。由于是世界副本，击杀了副本怪物之后，并不会掉落装备和战利品，而是会统一计算成积分，等待副本结束后进行最终结算。想到这里，秦风便加快了脚步，朝着第4层赶去。在他的记忆之中，第4层里有着将近60个这样的小 BOSS， 如果把他们全部杀光，也会是一笔不错的收益。在秦风赶往第4层的同时，第1层的玩家们却是愣愣的被定在了原地，久久都说不出半句话来。当世界公告响起的时候，这批玩家正在刷新点处，欢天喜地的等待着白银阶假释们的复活。然而，他们首先等到的却不是白花花的经验值，而是一则让他们嫉妒的有些发狂的世界公告。游戏开服到现在也没几天，以神域游戏的升级难度，能在这短短几天时间里就到达主城的玩家都是非常厉害的人物，放在别的游戏里，基本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大神玩家。然而，进入游戏之后，这群人却一直被秦风压制着，从新手村一路压制到了主城。本来在秦风公开了世界副本的攻略之后，这些人还想着能够凭借这一波的世界副本往上追一追，不说彻底追上秦风，成为华夏大区的第1人，但至少也要缩短一下彼此之间的等级差距，让秦风不再一枝独秀。然而，就在他们喜滋滋的等着怪物刷新，想着一个怪物100点积分，盘算着升级还需要多少经验值之时，秦风却是以无敌的姿态，直接领先他们数步，拿下了世界副本的第1个小 BOSS， 拿到了整整10万个首杀奖励积分。啊，为什么啊？我刷积分100点100点的来，这个天意凭啥能10万点10万点的拿啊？我氧化钙 NM， 氧化钙 NM， 我不能接受！大家都是玩家，凭什么他比我们的进度快这么多啊？这小子绝对开外挂了！该死的天意，你有外拐为什么不分享出来？吃独食！世界频道内，一些个主城玩家骂了起来，越到后面骂得越是难听。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他们的内心饱受折磨。为了升级，为了尽快拉近与秦风的差距，这些人有的往神域里充了大量的金钱，在主城的拍卖场里购买了一大堆的装备；有些人则是寻找了各种办法开挂，但是找花了眼珠子也没有找到哪怕一个外挂；有的人则是不眠不休，用修仙的决心疯狂刷怪刷任务。但是，即便他们做到了这般程度，他们依旧赶不上秦风的步伐，甚至都快看不到秦风的车尾灯了。今天这一则世界公告，更是直接把主城玩家之中那些心理比较脆弱的给整破防了。然而，也不是所有玩家都是这种自私自利、不知道廉耻的人，大部分的玩家还是非常有人性的。他们在世界频道里替秦风站脚。你们是不是人？说的都是什么话？没有天意大佬的攻略，你们估计连副本都找不到，真特么的没良心！就是，都是些什么人啊？帮了他不仅不感谢你，还嫌弃你帮的不够多，是不是要把身家都给你才能让你们闭嘴啊？是啊，特别是那个要外挂的，到现在了，哪个玩的久一点的玩家不知道这游戏根本就没外挂，还他妈吃独食？我看你是吃屎把脑子吃坏了吧？一群垃圾！再说天意大佬坏话，老子一刀砍了你们！脑残就要多吃脑残片，不过就你们这智商，估计脑残片都救不了你们。世界频道里，正义玩家们你一言我一语，瞬间就把那些人渣的声音给压制了下去。这其中不仅有主城玩家，还有数量极其庞大的新手村玩家，他们或多或少都曾从秦风的那篇快速升级指南里得到过不小的收获。如今有煞笔出言辱骂指点他们升级的大佬，这些人人义士自然第一个不答应。就在这时，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世界频道里的火热气氛给点燃了，副本第1层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极其响亮的声音：刚才谁他妈在说天意大佬坏话的？给老子滚出来！然后自己退出世界副本，不要逼老子查聊天记录，否则老子送你回主城。说话的是个黑胡子大汉，正是那个排名在秦风之下的高玩。黑胡子大汉此言一出，第1层的玩家就是一愣，每个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看向了他。片刻功夫过后，人群中骤然爆发出一阵叫好之声，无数玩家义愤填膺，声援起了黑胡子大汉的提议。黑胡子大汉目光横扫，颇有几分王霸之气四射的感觉。不站出来是吧？那就别怪老子翻脸不认人。等了半晌，见这些人没有反应，黑胡子大汉脸色一沉，怒声骂道：敢做不敢当，这特么的是群畜生！说完，黑胡子大汉就翻看起了聊天记录，通过设置筛选条目，他一个不落的把所有喷子点了出来。夜战八方，黑魂战士，羞羞铁拳，农夫三拳，念到 ID 的给老子站出来，你们还有最后10秒的时间。此话一出，那些被点到名的瞬间就坐不住了。要知道玩家视野都是能看到 ID 的，这么一被点出来，饶是以他们的脸皮也待不住了。但是这群自私自利的家伙却不会就此引颈就戮，他们发起了反抗。率先反抗的瘪犊子 ID 叫做夜战八方，也就是那个写小作文的蠢材。这小子仗着自己家里有钱，硬生生靠氪金招揽了一大批人帮他做刷经验的任务，这才来到了主城，成为了主城玩家。由于之前被秦风杀过一次，这小子一直就对秦风怀恨在心。此次见着有人在世界频道里面带秦风的节奏，他就叫上了他的狗腿子，火上浇油。后来的事儿也变得如他所料的那般，许许多多嫉妒秦风嫉妒的反酸水的狗贼就这样被他调动了起来。然而还没等他高兴太久，他就被黑胡子大汉给点了出来。
夜战八方哪里受得了这种气，当即就忍不住了，猛地一提胯就从人堆了站了出来，要和黑胡子大汉对线。站出来就站出来，你当我怕你啊？你瞅瞅你那个鬼样子，打个游戏都不知道给自己捏个好看点的脸，就你这种丑人，有什么资格教训我？还说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副本，你当这副本是你家开的呀？夜战八方一出声，另外几个被点到名字的玩家顿时就找到了组织。这些贪得无厌、脑子缺根弦儿的东西，人品虽然不行，但是叫嚣的本事却是不小。就是啊，我们不过说了2句话而已，他天意又有什么损失？再说了，谁又能证明他确实没有开挂？大家都是新人，凭啥他等级比我们高出那么多？你当他有8个脑袋，还是有16只手？天意是不是挂逼？我相信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至于那些看不出来的，我只能说见仁见智吧。跟这群舔狗解释什么？他们就知道舔挂逼，挂逼给他们出个攻略，他们就感动的不行，真他妈一群软骨头。是啊，我们不过是在玩梗，人家天意估计都不在乎。你个蠢逼在这儿叨叨个没完没了，你当你谁啊？天意的代言人，不会是天意的狗吧？你看他，快看他，他被我们说中了，他急了。狗杂碎，狗腿子，你别急啊，不是要跟我们说道吗？来啊，谁怕你谁孙子？霎时间，你一言我一语，人渣们疯狂喷粪，有阴阳怪气的，有偷换概念的，有盖大帽子的，还有师从拳法大师杨丽的。然而黑胡子大汉只是微微一笑，他在游戏圈里混了这么些年，见过的妖魔鬼怪可不算少，对于这群畜生的言论也就有了抵抗力。不但如此，还因为神域这个游戏有着极其强大的拟真系统，凭借着他秦风之下第一人的实力，他完全可以借助这个拟真系统在肉体层面折磨这些瘪犊子玩意儿。想到这里，黑胡子大汉直接就抄起了袖子，挑了挑手中的匕首，朝着夜战八方的位置就冲了过去。你叫的最欢，就你吧！噗噗噗！黑胡子也是个心狠的角色，一上去就开出了大招，直接在夜战八方的身上开了数十个大洞。而后见他已然动手，其他的正义老哥也不迷糊，顿时就一拥而上，将那些嘴臭的一笔的杀财杀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彻底清空了他们的血量，清空了他们此行获得的所有积分。在黑胡子大汉动手的那一刻，秦风正好也进走到了第4层入口处。世界副本黑教团的副面一共有6层，1、2层是最简单的，里面只有最低等级的黑教团甲士。第3、第4层难度就大起来了，尤其是第4层，因为在这第4层里，不但有着几百个沉眠者，还有着将近60个莫拉比那样的传说阶强者。平日里，这些人都各自驻守着黑教团的秘密基地，但今日他们却齐聚在了一起，其战力着实不容小觑。所以在走到第4层门口的时候，秦风便毅然开启了暴血。叮咚，你发动了专属技能暴血，开启1度暴血，获得2倍全属性增幅，血量上限提升，当前血量锁死，不享受增幅，血量下降一半，持续30分钟，结束后将面临12个小时的虚弱期，可以通过再度暴血解除。叮咚，你发动了专属技能暴血，开启2度暴血，获得4倍全属性增幅，血量上限提升，当前血量锁死，不享受增幅，血量下降一半，持续30分钟，结束后将面临12个小时的虚弱期，可以通过再度暴血解除。转职并解锁了狂猎者套装之后，秦风的属性直接暴涨。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这一次的2度暴血带来的属性增幅，甚至要比之前的4度暴血还要生猛得多。其一刀的基础攻击力已然突破到了5万多点，距离上次5度暴血达到了8万攻击力，只差了小小的2万多点。完成暴血之后，秦风又召唤出了刀灵，在刀灵的加持之下，他的反应能力以及状态抗性再度得到巨额的提升。不过这也不能说秦风小题大做，毕竟里面有将近60个传说阶的小 boss， 以他们的等阶和属性，其释放出来的控制能力已然足够影响到秦风了。若是没有足够的抗性支撑，秦风一旦被限制住，哪怕半秒钟便会迎来狂风暴雨一般的攻击。做完这一切之后，秦风也不犹豫，直接就踏进了第4层之中。进入第4层之后，秦风直接交出了斩龙闪，冲到了人堆里。由于敌人实在太多，秦风根本就没有时间查看这些敌人的属性，唯一使用的办法便是快刀斩乱麻，先弄死几个，攒够凝聚猩红之刃所需要的鲜血再说。一念及此，秦风直接就给深州的几个敌人挂上了猩红标记。猩红标记是没有冷却时间的，只是不能在一个敌人身上叠加多层。想要打破这个限制，就需要用到幻影替身这一类可以复制本体行动的技能。不过这些人普遍只有60-70万点的血量，即便在防御法阵的加持之下获得了提升，得到了大量的血量增长。以秦风2度暴血之后的伤害能力，即便不使用猩红标记，基本上也是可以杀死的。之所以使用猩红标记，一是因为秦风现在的蓝量已然达到了恐怖的1万多点，而且他的背包里还存着堆积成山的恢复药剂，根本就不缺这一点的蓝量。其次就是秦风担心这些人拥有着类似魔化这种能瞬间爆种的技能，一旦不能快速清空这些人的血量，就会对秦风秒杀第4层的计划造成影响。272W、276W、270W， 在猩红之刃的加持之下，秦风一刀的伤害瞬间就突破了270万的大关。在如此高额的伤害之下，没有任何敌人可以抗得住3刀，大多数一刀就被秦风给带走了，少数拥有魔化能力的敌人则是能够抗住2刀。刷刷刷，随着秦风的不断挥刀，地面上的鲜血也逐渐蓄积起来了。算了算数量，已然足够凝聚出100把猩红之刃了。一念及此，秦风眼中陡然闪现出一抹狠辣神色。下一刻，整整100把猩红之刃凝聚而出，同那次在地窟时一般无二。这些猩红之刃汇聚成了莲花形状，张开闭合之间，便有一片片的传说级 BOSS 倒地。这场面要是被其他人渣看到，
指不定就会以为秦风面对的这些敌人是一群低等级的小怪物。但只要他们没有愚蠢到不会开启探查之眼，他们就会明白这些敌人超强的实力，也会明白能用这般比杀鸡还轻松的方式斩杀这些传说级小 boss 的秦风究竟有多么的恐怖。叮咚，你击杀了041号秘密基地首领黑魂战士拉希克，获得 80W 点经验值奖励，获得3万点副本积分。叮咚，你击杀了057号秘密基地首领火焰法师卡莫多，获得 80W 点经验值奖励，获得3万点副本积分。叮咚，你击杀了007号秘密基地首领魅惑女巫希尔比，获得 80W 点经验值奖励，获得3万点副本积分。叮咚，你击杀了所有的黑教团秘密基地首领，达成3阶成就，获得3阶称号猎魔人。听着耳畔响起的系统提示音，秦风看了眼前满地的尸体。此时第4层的敌人已然被他给清空了，没有了后顾之忧，秦风便查看起了获得的这个称号的作用。猎魔人，类型称号，等阶3阶，可升级。效果：攻击黑教团成员之时，伤害能力提升 30%。介绍：只有最优秀的猎手才会拥有这个称号。看完这个称号的效果之后，秦风立刻就取下了屠戮者称号，换上了猎魔人称号。虽然屠戮者的等阶比猎魔人高，其 30% 的吸血效果也比 30% 的增伤更为适合当前的战斗。毕竟此时的秦风伤害早就溢出了，猎魔人 30% 的增伤并不是太过于重要。但即便如此，秦风依旧换上猎魔人称号，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向那些默默奋斗的无名英雄致敬。换上了称号之后，秦风便走向了第5层。和第4层相比，第5层的难度稍微要大上一点点，因为驻守在那里的是黑蛟团最为精锐的力量——绿蛟者。这些绿蛟者每一个都经过了职业6转，实力比之良莠不齐的秘密基地首领们要强上不少。当然，以秦风此时的战力，这些绿蛟者还不足以让他担心。他此行需要注意的对手只有一个，那便是绿蛟者的总教官，黑教团第2高手，75级的大剑士蒙哥马利。很快，秦风便到达了第5层，前后只用了不到3分钟的时间。进入到第5层之后，秦风第一时间就发现了站在最前面的蒙哥马利。也不拖大，秦风对准蒙哥马利便丢了个探查术过去。绿教者总教官蒙哥马利，等级75级，等阶史诗阶，血量 1200W 1200W， 攻击力 27W 32W， 防御力25000，技能大师级剑术精通，大师级防御，高级闪烁，高阶战斗本能，高阶重击，高阶抗性，破空斩，震撼大地，神之力量，战吼，巨力挥击，炼狱岩刀，魔化状态，战死者的重生。介绍：黑教团第2高手，其正面战斗能力还在代因之上。看完蒙哥马利的信息，秦风大大的松了口气。他不怕敌人伤害高，也不怕敌人有重生之类的赖皮能力。相比于正面战斗能力更加强横的蒙哥马利，秦风更为担心代因那种控制手段迭出的刺客。由于自身的等阶的原因，没有达到3阶的秦风非常头疼那种指向性的控制技能。恰巧的是，眼前的这个蒙哥马利正好没有那些让秦风头疼的控制能力，他只是个看起来比较凶的75级小战士。想到这里，秦风提着斩龙之刃，朝着蒙哥马利的位置便冲了过去。然而，就在他冲刺的时候，对面的蒙哥马利却是开口跟他谈和。在秦风进门的那一刹那，蒙哥马利就从秦风身上感知到了一种极度危险的气息。作为黑蛟团中的第3号人物，他自然是知晓教宗派出戴因刺杀秦风这事儿的。可如今戴因杳无音讯，教宗则是进了那恐怖的地方。眼前这个来历神秘、战力恐怖至极的敌人，却是毫发无损的出现在了总部之中。蒙哥马利自然而就得出了一个结论：戴因死在了这个男人的手中。想起手段迭出、诡异至极的戴因，蒙哥马利后背都有些发凉。那样一个强大的男人，居然死在了眼前这人的手中，可见此人的实力究竟有多么的恐怖。想到这里，蒙哥马利便做出了决断。他决心不与秦风正面冲突，把拦截任务的重心放在替教宗拖延时间上。只要教宗可以顺利从那个地方走出来，整个枫叶城都将臣服在他们的脚下。到那时候再找秦风报仇也不算迟。慢着！一念及此，蒙哥马利一声暴喝，出声之时，他还伸手拦下了身后蠢蠢欲动的绿蛟者们。天意是吧？我圣教与你素来无怨无仇，你为何如此苦苦相逼？莫不是欺我圣教无人？听着蒙哥马利粗壮的声音，秦风脸上顿时就露出了一抹玩味神色。从进入游戏到现在，他遇到的 BOSS 也不少，但从未遇到蒙哥马利这般要跟他掰扯道理的。兴致盎然之下，秦风也停下了手上的动作，等待着蒙哥马利后续的说辞。看到秦风这般样子，蒙哥马利也是一愣。按照剧本上写的，我问话之后，你不应该回答2句吗？你不搭话，我又怎么跟你讨价还价？到底还有没有点谈判操守？不过诧异归诧异，古典邪教分子蒙哥马利好歹也是做了准备的。见秦风不接茬，他便自顾自地走起了流程。我不能否认你的强大，但是我圣教也不是随便让人拿捏的软柿子。你今天若是非要跟我圣教对着干，那么即便是拼掉这条老命，也要拉着你下黑渊。说到这里，蒙哥马利话锋一转，但是你若是知道好歹，就此退去，我以我的荣誉发誓，一定会约束自己的部下。从今往后，只要有你天意在的地方，我圣教都绕着走。说完，蒙哥马利非常有诚意地摘下自己的储物戒指，而后便就丢到了秦风的怀里。我知道你肯定是接了陈天阳的悬赏才来找我们麻烦的，我也不让你白跑一趟。相信我，这戒指里的东西远比陈天阳给你的报酬丰厚。看着那枚被秦风紧紧攥在手中的戒指，蒙哥马利心中顿时就升起了巨大的信心。以这储物戒指里总价值超过30亿金币的物资，蒙哥马利不认为秦风有拒绝的理由。拿着吧，拿着吧。
虽然你有命拿没命花，但是成为这些宝物一刻的主人，对你来说也是荣幸了。同蒙哥马利所料的那般，秦风在查看了戒指里的东西之后，脸色立刻就缓和了许多。蒙哥马利喜笑颜开，赶忙催促道：“既然拿了我们的好处，那你就离开吧，我们会当作没有见到过你，而且也不会把这事儿往外传。你放心，我们圣教做生意都是非常讲究诚信的。”说完，蒙哥马利的脸上就浮现出了一抹非常和煦的微笑，那样子就像是路边卖烤红薯的老大爷一样人畜无害。然而笑着笑着，蒙哥马利却是变了脸色。秦风却识动了，不过他却并没有往后退去，反而一点点的向蒙哥马利一行人所在的位置步步逼近。你什么意思？嫌不够？我警告你，不要贪得无厌。听着这话，秦风淡淡一笑，戏谑道：“你这算是在贿赂我吧？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蒙哥马利疑惑地看向秦风，此刻的他已经有些拿不准秦风的想法了。我这个人不喜欢接受贿赂。秦风淡然开口，说话的同时，手掌一翻，便把储物戒指收到了系统背包之中。看到秦风这一动作，蒙哥马利暗自啐了一声，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真他妈人渣。但是在表面上，他却是强忍着心中的恶心，顺着秦风的话头说了下去：“这哪能是贿赂啊？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你的，只是被我们捡到了而已。现在这是物归原主，算不得贿赂。”此话说出之后，蒙哥马利不认为秦风还会有意见，在他看来，再贪婪再无耻的人也会就此收手了吧。然而秦风接下来的一句话却是瞬间刷新了他的价值观：“不，你理解错了，我不喜欢接受贿赂，只是因为我更喜欢直接没收。”人可以无耻到这种程度？古典的邪教分子蒙哥马利一脸惊诧地望着秦风，他属实没想到眼前这人居然如此的无耻，如此的嚣张，如此的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拿了好处不仅不走，还想黑吃黑，灭掉他们所有人，带着他们的尸体去找陈天阳领赏，是可忍孰不可忍？蒙哥马利忍不了，只见他手一招，守在他身后义愤填膺道有些发狂的黑教团众人顿时便不再隐忍，纷纷开出自己的大招，朝着秦风便杀了过去。蒙哥马利激发开了身上的黑教团印记，不再隐藏实力，全面接受了防御魔法阵的增幅。得益于自身超强的实力，蒙哥马利得到了100%的全属性提升。战力暴涨之后，蒙哥马利一个高级闪烁便出现在了秦风的面前。下一刻，他对准秦风的脑袋斩下了势大力沉的一剑。看着迎面斩来的重剑，秦风不带半点犹豫，直接就开启了暴血和刀之灵。霎时间，3道提示音在他耳边炸响开来。叮咚，你发动了专属技能暴血，开启3度暴血，获得8倍全属性增幅，血量上限提升，当前血量锁死，不享受增幅，血量下降一半，持续30分钟，结束后将面临12个小时的虚弱期，可以通过再度暴血解除。叮咚，你发动了专属技能暴血，开启4度暴血，获得16倍全属性增幅，血量上限提升，当前血量锁死，不享受增幅，血量下降一半，持续30分钟，结束后将面临12个小时的虚弱期，可以通过再度暴血解除。叮咚，你召唤了刀之灵，你获得增益 buff， 移动速度提升 200%， 攻击速度提升 200%， 神经反射速度提升 200%， 动态视觉提升 200%， 异常状态抗性提升 200%， 免疫灵魂伤害，持续5分钟。感受着自身力量的暴涨，秦风紧握手中斩龙之刃，迎着劈砍而来的剑刃，直接选择正面硬刚。枪 510W， 随着一道赤红的伤害数值条从蒙哥马利的头顶之上飘出，一道震耳欲聋的刀剑相交之声陡然在第5层炸响开来，震得所有向秦风冲来的绿教者身形为之一顿。而直面这一刀的蒙哥马利受到的冲击更为巨大，只听得砰的一声，他便被秦风给砍飞了出去，狠狠地砸到了合金墙面之上，将坚固无比的墙面都砸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剧烈的疼痛从蒙哥马利四肢上传来，他惊诧无比地望着秦风，眼神之中写满了不可置信。他知道秦风很强，但却没有想过秦风居然如此的强大。就刚刚那次对拼的力道，就已经超过了绝大部分8阶的战士，已经可以和以爆发伤害能力著称的8阶刺客相提并论了。然而看过秦风信息的蒙哥马利却是明白，眼前的这个比恶魔还要凶恶的男人只有2阶，而且这第2阶还是几天前才晋升的。妖孽啊！蒙哥马利心头巨震，他强行按捺住心头的恐惧，一点点地把深陷入墙壁之中的4肢拔了出来。然而还未等他有所行动，他便听到了一阵阵砍瓜切菜一般的斩切之声。噗噗噗噗！循着声音望去，蒙哥马利看到了令他痛心疾首的一幕。战场之中，秦风宛如一个浴血的魔神一般，疯狂屠戮着他悉心教导出来的学员。这些学员每一个都是他的心头肉，每一个他都倾注了无数的心力。强烈的刺痛从蒙哥马利心中生出，这一刻他再也没了恐惧，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替他的学员们复仇，哪怕身死魂消，也要竭尽全力，用眼前这个恶魔的鲜血去祭奠他的学员。一念及此，蒙哥马利爆射而出，朝着秦风就冲了过去。冲刺之时，他开启了增益技能神之力量，将自己的攻击力提升了整整1倍。而后他又将手上的巨剑换成了一把长刀，霎时间长刀之上燃烧起了熊熊的火焰，这其中的每一株火苗都在消耗着他的生命力。这是他一番奇遇之后才得到了的一份高阶秘术炼狱炎刀，也是他伤害能力最强的压箱底能力，没有之一。然而这一招被他寄予厚望的秘术却没有给一边倒的战区带去半点的转机。还未等他的长刀砍在秦风的身上，肆意屠杀着绿教者的秦风就已然回过了身子，一刀将他劈进了身下的地板之中。512W， 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绝对迟缓效果，目标蒙哥马利时间感知力下降200%，持续时间6秒。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破碎效果，目标蒙哥马利每秒受到10%最大生命值的伤害，持续时间6秒。
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审判效果，目标蒙哥马利进入锁闭状态，无法进行任何行动，持续3秒。随着伤害数值条的飘出，一连4道系统提示音在秦风耳边响起。听到这4道提示音过后，秦风看也不看蒙哥马利一眼，转过身子继续屠戮起了场中的绿教者。与此同时，斩龙之刃破开的那道口子也迟钝地爆开了。哗啦，原本细如丝线的伤口瞬间就炸开成了一道3指多宽的大口子，猩红的鲜血像是喷泉一般从伤口之中爆射而出，将地板都给染成了赤红之色。感受着身上传来的剧痛，巨大的无力感狠狠地折磨着蒙哥马利那正在滴血的心。他只能在强烈痛楚之下保持着极度无奈的清醒，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学员被那个恶魔一样的邪恶之徒疯狂屠杀。蒙哥马利想咆哮，但在锁闭效果的作用之下，他却丧失了控制声带的能力。蒙哥马利想闭上眼睛，但是他的眼皮却不听他的使唤，依旧张得老大，看尽了深州所有的屠杀细节。在他的视野之中，没有任何一个绿教者可以逃脱秦风的索命，而他的学员无论如何反抗，都无法给秦风带去半点的伤害。就连那些侥幸落在秦风身上的控制技能，都无法阻碍住秦风屠杀的脚步。只要秦风靠近了他们，那下一刻他们的身体就必然会被一刀斩成2半，绝无幸免。13个、23个、33个，片刻功夫过后，他42个学员就被秦风杀的只剩下寥寥9个人。砰砰砰砰，一连串的声音在蒙哥马利的耳边响起。他的9个学员像是收破烂的都嫌弃的垃圾一般，被秦风丢在了他的身边。这些学员痛苦的哀嚎着，因为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被秦风用拳头砸出了一个碗大的破洞，赤红的鲜血咕嘟咕嘟的从破洞之中流出，一点一点的削减着他们的生命力。下一刻，秦风那恶魔一般的嗓音在他耳边响了起来：“说吧，你为什么想要拖延时间？你要是不说也可以，每隔1秒，你的这些宝贝徒弟身上就会多出一个口子。不过这口子不是用刀捅的，我怕会捅死他们，我会用拳头砸。”上一世，秦风就参加过世界副本黑教团的覆灭，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秦风对蒙哥马利的弱点极度的了解。蒙哥马利虽然说是个邪教分子，干尽了坏事儿，但是内心非常古典，非常的重视他的徒弟们。他对他徒弟们的感情，并不比克罗索对感情的感情淡薄多少。此时，秦风正是在利用这个弱点，想要套出黑教团的人究竟在做些什么，教宗克罗索究竟在做些什么。这一世，由于秦风的崛起，对神域游戏的整个流程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别的不说，单单只是戴因和克罗索这一个点上，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一世之中，黑教团确实覆灭了，黑教团的总部也被无数疯狂的玩家炸成了废墟。但是，黑教团的3位带头人确实活下来的2个，那便是戴因和他的父亲克罗索。在后期，这2人也开启了新的副本和剧情。然而在这一世，戴因确实提前死在了秦风的手里，而这势必会带来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戴因的父亲，黑教团的领袖克罗索。魔术师不做没有准备的表演，在10大至尊手里吃过苦头之后，秦风也逐渐变得谨慎了起来。秦风不想打没有准备的仗，他需要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为此，他必须得到更多的信息。而作为黑教团第3号人物的蒙哥马利，便是最为合适的人选。然而，想让蒙哥马利乖乖的开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知道，这可是个75级的7阶战士，能走到这种程度的 NPC， 又有哪一个不是心性无比坚韧的人？想要让这种人开口，就必须一步步的摧毁他的心房。所谓杀人要诛心，想从这种人的嘴里打探到消息，自然就要把他的心诛灭成齑粉。为此，秦风直接开启了4度暴血，以近乎无敌的姿态强势压制住了蒙哥马利和他的徒弟们，而后又无比残忍的把9个绿教者像扔破烂一般的扔到了蒙哥马利的面前。说吧，你有3秒钟考虑的时间，你若是回答我的问题，你的徒弟们可以好死；若是你宁死不屈，你的这些徒弟就只能被我分8段。此话一出，蒙哥马利的眼睛里顿时就生出了一股子怒意，但是下一刻，他却将这道怒意给压制了下去。无他打不过秦风，即便他开启魔化状态得到了提升之后，他也不可能打得过秦风。根据调查的资料显示，秦风的那道秘术最少可以释放6次，而每一次的释放都能让秦风的实力翻倍。而现在，蒙哥马利只看到秦风释放了2次，他不敢拿自己仅存不多的徒弟去赌。但是蒙哥马利也没有开口，在他的心中，黑教团的教义中的天国就是这肮脏世界上最后的一片净土，任何背叛教义的行为都是对这方天国的亵渎。在信仰和感情之间，蒙哥马利痛苦地纠结着。然而秦风却不准备理解他的纠结，也没有兴趣去理解。好了，时间到。说完这句话，秦风一拳头便杵在了一个绿教者的肚子之上，在原本的破洞旁边又开出了一个碗口大小的破洞。做出这一动作之时，秦风刻意控制着力道，没有将这个绿教者弄死。霎时间，惨叫之声便在整个房间里响了起来。哎呀，杀了我吧！听着这一声惨叫，蒙哥马利紧咬着牙关，硬气的不肯说出半个字儿。见他这副模样，秦风也不跟他客气，也不去管之前说的隔1分钟开个洞，直接就拉过来了一个绿教者，举在蒙哥马利的面前，一拳就打了进去。蒙哥马利震惊地看着秦风，眼中存着3分痛心，7分诧异。不是说好了每隔1分钟开一个洞吗？为什么突然又变卦了？不过蒙哥马利并没有将这话问出口，因为更大的震惊已然到来。总教官，下辈子再给你当学徒。砰！一个绿教者自爆了。总教官，不要管我们！砰！有一个绿教者自爆了。而后砰砰砰的自爆之声此起彼伏的响起，绿教者们纷纷选择了自杀，不肯再让秦风利用他们折磨自己的老师。这一通操作都给秦风整得有点懵逼。他不明白，这群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邪教分子，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牺牲精神，宁愿自爆也不肯让秦风得到教团里的秘密？邪教，真他妈的害人啊！然而，就在秦风感叹的同时，地上的蒙哥马利却是愤怒地开启了魔化状态。叮咚，传说街 BOSS 蒙哥马利开启了魔化状态，生命值提升2000%，攻击力提升800%，攻击速度提升500%，移动速度提升300%，防御力提升200%。获得新技能恶鬼缠身，高级黑暗之力，怒意狂击。耳畔的机械提示音刚一响起，脚下的蒙哥马利身上便泛起了浓郁的黑雾。片刻过后，蒙哥马利从黑雾之中钻了出来，两只眼睛也变得如同恶鬼一般，红的像是染血的汤圆。然而，对于拥有着暴血能力的秦风而言，这一切都只会是徒劳。在蒙哥马利爆种的那一刻，秦风毫不犹豫地便开启了5度暴血。叮咚，你发动了专属技能暴血，开启5度暴血，获得32倍备权属性增幅，血量上限提升，当前血量锁死，不享受增幅。血量下降一半，持续30分钟，结束后将面临12个小时的虚弱期，可以通过再度暴血解除。下一刻，猩红断头台被秦风从虚空之中召唤了出来。与此同时，秦风召唤出了幻影替身，将2个猩红标记打在了蒙哥马利的身上。叮咚，你使用了猩红断头台，目标蒙哥马利的已被锁闭，并造成3秒的眩晕效果。260W， 随着一道赤红的伤害数值条飘起，猩红断头台直接砍去了蒙哥马利260W 点的生命值。此时的秦风经历了5度暴血，他的基础攻击力便来到了恐怖的 44.8W。在猩红断头台 250% 的攻击力继承效果之下，这一击铡刀的技能便有了 112W 的伤害，再加上2道猩红标记，总共400%的伤害提升，这道铡刀的伤害便来到了恐怖至极的 560W 点。即便是面临着经历了魔化和防御法阵加强后的拥有着15万点高额防御力的蒙哥马利，这一道铡刀的伤害也达到了恐怖的 260W 点的。看着这道飘出的数值条，秦风颇为欣慰的点了点头。猩红断头台只是个控制技能，能有这么高的伤害已经很不错了。想到这里，秦风也不再犹豫，直接就释放出猩红之刃，准备把蒙哥马利秒了。由于那些工具人绿胶者已经全部自爆了，此时的秦风已然没有了要挟蒙哥马利的手段，不把他弄死变成自己的经验值，还能拿他干什么？看着他那张执迷不悟的丑脸生闷气吗？一念及此，秦风操控着猩红之刃，朝着被眩晕住的蒙哥马利便捅了过去。刷刷刷刷 ，5300W， 5300W， 5300W， 瞬息之间，整整200把猩红之刃无比整齐地捅进了蒙哥马利的躯体之中，直接就将他的血量给清零了。秦风则是看都没有看他一眼，朝着第5层旁边的几个储藏室便走了过去。片刻过后，倒地的蒙哥马利身上骤然爆发出一阵阵黑光，他浑身浴血地站了起来。来战啊，恶魔！秦风没有回应他，回应他的是200把整整齐齐的猩红之刃。刷刷刷刷 ，5300W， 5300W， 5300W， 数量极其恐怖的伤害数值条从蒙哥马利的头上爆出，再度将他的血量清零了。和之前遇到的莫拉比不同，拥有战死者的重生的蒙哥马利只有一次复活的机会，他的复活能够将他的伤痕能力整整提升1倍。然而这一次他却没能像以前那般利用暴涨的伤害能力击杀掉他的敌人，因为他今天遇到的是完全不讲道理的秦风，比挂逼还要恐怖的 SSSS 级职业猩红收割者的传承者，比 bug 还要 bug 的是 SSS 级天赋的拥有者。叮咚，你击杀了黑教团绿教者总教官蒙哥马利，获得经验值2亿点，获得20万点副本积分。听着耳边响起的系统提示音，秦风感觉还算不错。他虽然没有从蒙哥马利的口中套出黑教团教宗卡罗索在做什么，但是也从这个人身上拿到了2亿点的经验值，又让他距离26级的等级往前走了1/15的路程。更何况秦风还在这个人的身上拿到整整20万点的副本积分。作为众生者，秦风无比清楚这20万点的积分到底意味何等惊世骇俗的奖励。想到这里之后，秦风加快了步伐，朝着第5层的几间储藏室而去了。这几间储藏室算得上是世界副本的隐藏福利，想要打开这几间储藏室，就需要在黑教团总部的几个隐藏地点拿到高等级的权限令牌。没有权限令牌，无论你的战力有多么的强大，都没有可能拿到这些储藏室里的物资，因为这些储藏室一旦被暴力破开，那就会瞬间启动自毁程序，将储藏室连同里面储存的物资全部都炸成灰烬。不过由于戴英的友情援助，秦风倒是不必浪费脚步去寻找那些个藏得无比深沉的高级权限令牌。已经获得8级权限令牌的他，只需要走到储藏室的门口，把令牌往门上的机关上一放，就可以将这小储藏室打开。啪的一声，秦风开启了第1个储藏室。进去之后，秦风就像是参与零元购活动的游客一般，开始了疯狂搜刮。叮咚，你获得钻石级材料独眼巨人的能量结晶。叮咚，你获得青铜级材料2形态金属合金。叮咚，你获得黄金级材料千年胡桃木的枝干。叮咚，你获得黄金级材料精炼过的密银原矿。叮咚，你获得完美级强化石 X1000。叮咚，你获得神级强化石 X249。一道道无比悦耳的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响了起来。片刻过后，秦风便将这间储藏室搜刮了个一干二净。随后，秦风如法炮制，将剩余的几间储藏室全部都搜刮了一遍，一根毛也没有给黑教团的人留下。搜刮完之后，秦风打开了自己的系统背包，查看起了自己本次的收获。这一次他拿到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材料，大概估算一下，这些材料一旦被秦风卖出，便能给秦风带去将近200个亿的金币收入，一瞬间就把购买9把史诗阶武器所欠缺的窟窿给补上了，而且还有着将近一半的剩余。秦风心满意足地关闭了背包，朝着黑教团的第6层走去。
很快，秦风就走出了通道，来到了这第6层。和之前的5层不同，黑教团的第6层非常的狭小，因为这个地方只住了一个人，那便是黑教团的领袖克罗索。看着面前那充满浓重邪教韵味的大厅，以及大厅背后那颇为阴森的休息室，秦风想也没想，便大踏步走了进去。所谓一力破十会，此刻5度暴血的秦风已然可以秒杀掉75级的7阶战士蒙哥马利。即便克罗索整出来的幺蛾子再怎么妖骚，秦风都有胆气击破他。毕竟他还能继续暴血4次，他的鲜血魔警也在此前的连番战斗之中积蓄满了，狂烈者的无冷却效果他也没有动用。这么多的底牌在身，即便是大陆之上的最大的那几个地窟，他都有信心进去走一走。眼前的这个休息室，即便再如何的凶险，难道还能比地窟更加可怕？想到这里的时候，秦风已经走到了那个休息室的门前。走近之后，秦风也不客气，一抬脚狠狠跺向门把手上。砰的一声，休息室的大门被秦风一脚踹开，里面的光景被秦风一览无余。看着房间里的东西，秦风的眉头瞬间就蹙成了一团，牙关也下意识的咬紧了。但这并非是秦风怕了，而是极度的兴奋。在休息室的尽头，一个磨盘大小的黑色球体正在旋转。看到这个黑球球的那一瞬间，秦风心中除了激动之外，也就只有一个想法，就这。先前从蒙哥马利那样的弹劾之中，秦风觉察到了黑教团的教宗克罗索应该是在搞事情。秦风觉得这事儿估计不会小，一旦真被克罗索给搞出来了，说不定还真能对自己造成一点威胁。为了提前制止这个威胁，将为民的风险抹杀在摇篮之中，秦风狠下大心，犹豫了整整2秒钟时间，才做了决定，威逼蒙哥马利让对方说出克罗索的计划。威逼失败之后，秦风更是给自己加油打气，想着自己还有4次暴血的机会没有动用。然而期待了半天，秦风这才发现，那个让蒙哥马利誓死也要保护的秘密，居然就是克罗索在引导的窟通道。秦风又好气又好笑，这种给自己送福利的事儿就早点说嘛，遮遮掩掩干什么？蒙哥马利当时要是爽快一点点告诉了秦风真相，他的那些徒弟也就不用死的那么凄惨了。得益于潜意识的经验，秦风一眼便认出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地窟通道现世的征兆，而且以这个黑球球的旋转速度，即将出现的那个地窟通道还不是一般的地窟通道，至少都是9大通道那一级别的超级经验池。在完成职业2转之后，秦风一直都想着再去的窟里走一走。没办法，在那种地方刷经验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让体验过一次那种感觉的秦风有些食髓知味，不可自拔。在别人看来，那海潮一般无穷无尽的魔物是不可抵挡的天灾，但是在秦风的眼里，那些魔物却只是一个个招摇着的提款机。而且这个提款机还有着双重的免费提款功能，不但能提取到丰厚的物资，还能提取到海量的经验值。不过由于秦风抓住了世界副本的契机，使得他暂时没有时间去的窟之中肆意杀戮。但现在可倒好，大型地窟经验池居然和世界副本叠加在了一起了。你就说气人不？反正秦风被这事儿给气坏了，气得身子的止不住的发起了抖。秦风恋恋不舍地把目光从地窟通道原点之上拉了回来，一脸感激地看向异化程度已经接近95%的教宗克罗索。早在秦风进来之前，克罗索便已然发现了秦风，只是那时的他还处在关键时期，一旦有任何的异动，整个引导过程就会前功尽弃。好在秦风被他引导出的地窟通道吸引住了目光，拖延了将近3分钟。此刻见秦风从惊讶之中缓了过来，克罗索沙哑的嗓音在休息室里响了起来：“终于发现了吗？不过你已经迟了，我已经完成了最后的引导，你再无可能破坏这条通道。怎么了？很绝望是吧？不过这事儿你可不能怨我，要怪就怪你自己太胆小。”说完这些话之后，克罗索的异化程度已然达到了100%的极限值。此刻的他已然失去了一个人该有的模样，狰狞的肉芽在他那张肿胀到了脸盆大小的脸上摇曳着，那肉芽摇摆的姿势格外的阴间，就跟深海海底那些把下半截身子埋到沙子里的花园蛮一样。除开克罗索那张恶心人的丑脸，他的躯干也在异化的影响之下生长出了几只触手一样的肉芽，这些肉芽之上还存着大小不一的裂口，淡绿色的脓液从这些裂口之中缓缓流淌而出。看到这里，秦风强忍着恶心，朝着克罗索就丢出了一个探查术：异化生物克罗索，等级80级，等阶史诗阶，血量 6100W 6100W， 攻击力 33W 39W， 防御力55000，技能诅咒光环异化防御扭曲触手分裂高阶抗性农业毒素完整魔化状态腐蚀召唤死魂契约细胞重构邪眸领主的容器。介绍：本是黑胶团的领袖，如今却异化成了一个容器。查看完克罗索的信息之后，一个技能引起了秦风的注意，这个技能便是邪眸领主的容器。潜意识里，在第2次围剿克罗索父子之时，戴英曾接受过异化，拥有了这个技能。只是那时的秦风远没有如今这般变态，在戴英异化之后，完全拿戴英没有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戴英一步步积蓄起足够的生命能量，引导着邪眸领主的分身降临到了神域大陆。而邪眸领主降临下来的分身也没有让那时的戴英失望。降临之后，邪眸领主就展开了疯狂的屠戮，半天不到的功夫便屠灭了枫叶帝国整整3座城池，最后还是在帝国强者的联合绞杀之下，才将这位地窟的领主送回到了地窟之中。不过此刻的秦风倒不担心邪眸领主的降临，因为邪眸领主的降临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需要极其庞大的生命能量作为支撑，秦风根本不会给克罗索机会完成这些能量的积蓄。退一万步说，即使邪眸领主真的降临了，以秦风现在无比离谱的战斗能力，他也有办法从对方手中脱身。
实在不行，秦风也可以选择直接开启9度暴血，用掉所有的底牌和邪眸领主正面硬刚。要知道，秦风现在任何一个基础属性都超过了1000点，其中力量值更是突破了3000点。在9度暴血512倍的恐怖增幅之下，配合着鲜血魔警的复活能力，他完全有机会在拼掉邪眸领主的分身之后全身而退。盘算了一阵之后，秦风当即便决定直接宰了克罗索，毁了黑教团总部，给这个世界副本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样的话，他就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进入到地窟之中疯狂刷经验了。想到这里，秦风提着斩龙之刃便冲向了休息室角落里的克罗索。克罗索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支棱起一根触手，裹挟一股恶臭便抽向了秦风。叮咚，你受到诅咒光环的影响，移动速度下降 50%， 攻击速度下降 50%， 异常状态抗性下降 50%， 每秒损失 10% 的当前生命值，每秒受到10000点的灵魂伤害。叮咚，你高额的异常状态抗性削减了诅咒光环的效果，你的移动速度下降 10%， 你的攻击速度下降 10%， 你的异常状态抗性下降 10%， 你每秒损失 2% 的当前生命值，你每秒受到2000点的灵魂伤害。听到耳畔响起的2道系统提示音，秦风脸上毫无半点异色。虽然每2000的灵魂伤害对秦风而言也是非常致命的，只要让这个伤害跳上个2次，秦风就得玩完。但秦风可是拥有传说阶层长形武器斩龙之刃的人，而斩龙之刃的主动效果之中，正好就一个能够规避掉灵魂伤害。想到这里，秦风直接开启了技能刀之灵，获得了此刻对于秦风而言最为关键的灵魂伤害免疫效果。在秦风开启刀之灵的同一时刻，克罗索抽来的触手也到了秦风的面前。秦风反应极快，举起斩龙之刃便砍向了这只满是裂口、流着脓液的触手。只听得咔嚓一声，斩龙之刃无比顺畅地切开了克罗索抽来的触手，给克罗索造成了20万点的伤害值。这一点伤害对于拥有着 6100W 血量的克罗索而言，简直低得可以忽略不计。但不要忘了，此时的秦风已经觉醒了10倍攻速，还开启了5度暴血。在5度暴血16倍的全属性增幅以及10倍攻速的提升之下，秦风每秒的出刀次数从坎戴因的180刀提升到了恐怖至极的2880刀。就这个攻击速度，别说市面上最快的打桩机了，就是神之手加藤老师也做不到。在秦风疯魔一般的攻击速度之下，克罗索的血量飞速下降，只是一个瞬间便下降了整整 1600W 点血。而此起彼伏的系统提示音也被这高的可怕的攻击速度给带了起来。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绝对迟缓效果，目标克罗索时间感知力下降 200%， 持续时间6秒。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破碎效果，目标克罗索每秒受到 10% 最大生命值的伤害，持续时间6秒。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审判效果，目标克罗索进入锁闭状态，无法进行任何行动，持续3秒。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断罪效果，目标克罗索防御力下降 50%， 异常状态抗性下降 50%。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重击效果，目标克罗索陷入眩晕状态之中，持续1秒。听着耳边此起彼伏的提示音，看着克罗索宛如风中残烛一般的4480W 滴血，秦风知道他的斩杀线到了。下一刻，他瞬间释放出幻影替身，分身刚一出现，2道血红的梅花印记便落在了克罗索的身上。猩红标记释放出一枚猩红标记，攻击标记目标时获得 200% 的增伤效果，标记不可叠加，持续时间12秒。放在平时，猩红标记这个技能是无法在一个目标身上叠加2个印记的，但是释放出幻影替身的秦风确实能够突破这个限制，将2道标记打在克罗索的身上。感受着身上2个发烫的标记，克罗索心中无来由的升起了一抹难以抑制的恐惧。但此刻的他却是中了秦风数十道带有控制能力的附加特效，在这些控制效果的限制之下，他根本就做不出任何的反抗。即便他有着高额的异常状态抗性，能够减免绝对迟缓、破碎以及断罪的控制效果，但是锁闭和眩晕却是不同，这2种霸道的控制不吃异常状态抗性，只要目标没有达到神级，不能以位格来抹除控制效果，那就必然要接受这2种效果的控制。打上猩红标记之后，秦风也不浪费控制时间，刷刷刷，刀光闪动之际，斩龙之刃斩出道炸耳的音爆之声。随着这些音爆声的响起，一道赤红的暴击伤害数值条出现在了克罗索的脑袋上。4500W 伤害数值条落下，克罗索风中残烛一般的4480W 点血量瞬间被秦风清空。无穷无尽的绿色粘液从克罗索的身体之中爆射而出，落到了地板上，落到了墙面上，也落到了秦风的身体上。淡绿色的粘液刚一落到了秦风的身体之上，就将秦风的衣服都烧出了一个个的大洞，就连钻石界的装备狂猎者披风都没能幸免于难，被这粘液一烧，耐久度瞬间就下跌了整整1000点。叮咚，你被农业毒素感染，每秒受到 5% 的当前生命值伤害，受到异常状态抗性削减，此伤害降低为每秒 1% 当前生命值。听着耳边响起的提示音，秦风目光炯炯，死死地盯着脚下的碎块，任凭绿色粘液烧灼着自己的身体。因为秦风知道，此刻的克罗索并没有死，比起耐操性，这只异化过后的杂碎简直比当初的莫拉比还要恶心人。莫拉比的复活只有3次，而在理论之上，异化之后的克罗索却拥有着近乎无限的复活次数，而且每一次判定成功完成复活，克罗索还会得到全属性提升 50% 的增益 buff。 当秦风想到这里的时候，一道提示音也在秦风的耳边响起了。叮咚，异化生物，克罗索触发了被动技能细胞重构，开始进行复活判定，判定成功几率 90%， 复活判定成功，克罗索恢复满状态，全属性提升 50%。 听到这一声系统的提示音，秦风并没有诧异，他早就对克罗索的重生做好了准备。
几乎是提示音响起的那一个瞬间，一个巨大的断头台虚影出现在了克罗索的脑袋上。只是一个瞬间，断头台的虚影便凝聚成了实体。下一刻，克罗索的行动被猩红断头台强行封闭。咔嚓一声，铡刀落下。由于吃不到秦风的3种被动增伤效果，以及天赋10倍暴击的效果，这一击铡刀的伤害低得有点惨不忍睹。但是从一开始，秦风就没想过要用这铡刀打伤害，他需要的仅仅只是铡刀的眩晕能力。叮咚，目标克罗索受到猩红断头台的影响，陷入3秒眩晕之中。看着被控制住的克罗索，秦风也不跟他客气。下一刻，本尊和分身同时发动猩红标记，梅开2度的将2个血梅花印记打在了克罗索的身上。而后，本尊分身欺身而上，瞬间便冲到了克罗索的面前，开启了疯狂的攻击。幻影替身刚刚释放出来不久，还能流场将近40秒的时间，而猩红标记则是没有冷却的。利用这2个技能，只要克罗索获得全属性增幅总计不超过4倍，秦风就能够在不开启6度暴血的情况之下斩杀掉他。由于秦风的等阶实在太过于低下了，没有获得到能够影响概率的技能和天赋，他只能用这种最原始的方式，通过一次次的斩杀，让寄宿在克罗索体内的邪眸领主意志加重对克罗索灵魂的侵蚀，从而彻底摧毁克罗索的神智，将他变成个只知道吞噬血肉的躯壳。是的，这就是秦风最为真实的目的。秦风是个喜欢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从一开始的时候，秦风就没有想过要去赌那低的有些可怜的概率。作为重生者，秦风对于细胞重构这个技能无比了解，他非常清楚，重生只是这个技能的附加效果。这个能力的真实目的是将容器改造成更为适合邪眸领主意志的分身，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这个技能才能够拥有如此恐怖的复活判定的概率。然而，站在秦风对面的克罗索却是不明白这个技能的代价。重生之后的他，只感觉全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他的潜意识也在告诉他，不要害怕，被杀死了之后，你还能够再度归来，而归来之后的你将会更加的强大。经过第一次细胞重构之后，克罗索的血量达到了恐怖的 9150W 点，他的防御能力则是殊途猛进，来到了恐怖的82500点。在异化防御的加持之下，他还获得了10倍的防御增强，这82500点的防御力便能为他抵挡住 1650W 点的伤害。但是这数值恐怖到极点的防御能力，对上了5度暴血的秦风却是起不了太大的作用。5度暴血得到32倍全属性增幅过后，秦风的基础攻击从将近14000点直接就涨到了恐怖的44万点。在3道增伤效果和第一天赋的10倍暴击的伤害加成，还有2道猩红标记 400% 的增伤之下，秦风普通一刀的基础伤害便达到了恐怖的 5600W 点。而像这样的普通一刀，秦风每秒可以砍出2880刀。刷刷刷，炽烈的刀光映照的整个房间，明亮的仿佛是暴露在烈日之下被掀去了屋顶的烂尾楼。3950W 3950W 3950W， 仅仅只是3刀，克罗索的血量就被秦风和他的分身给清空了。砰的一声，克罗索再度化作49个碎块。与此同时，一道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响起：叮咚，异化生物克罗索触发了被动技能细胞重构，开始进行复活判定，判定成功几率 92%， 复活判定成功。克罗索恢复满状态，全属性提升 60%。地面之上冒着绿色粘液的碎块飞速蠕动着，片刻功夫不到，这些碎块再度粘合在了一起。重新复活之后，克罗索心中的那个信念愈发的坚定。此时的他早已忘记了此前对于异化那发自心底的恐惧，他完全接受了这份不属于他的力量。他的眼睛之中也出现了一丝地库领主级生物才能拥有的赤金之色。卑贱的爬虫，你以为你可以杀死我？你的无用功只能让我变得更加的强大，你终将臣服在我的脚下，跪着祈求我了结你的生命。肮脏的奴隶，你发着臭味的血液让我恶心，就用你的性命来洗涤你犯下的罪孽吧。克罗索一改之前模样，短暂的强大感觉让他变得疯魔。然而秦风并没有搭理这个将死之人，心念一动，秦风本尊和分身再度释放出猩红标记，而后便是老一套的凌迟手法，将一条条冒着绿色粘液的血肉从克罗索的身躯之上切削了下来。2960W 2960W 2960W， 叮咚，异化生物克罗索触发了被动技能细胞重构，开始进行复活判定，判定成功几率 94%， 复活判定成功。克罗索恢复满状态，全属性提升 70%。 随着一道提示音的响起，克罗索再度从一滩绿色粘液之中站了起来。没有用的爬虫，对我来说你的攻击连挠痒都不如。复活之后，克罗索眼瞳之中的赤金之色愈发浓郁，他的嘴炮也越来越流畅。废话真多，秦风发动斩龙闪冲到克罗索的面前，和分身一起将克罗索的嘴砍成了4瓣。刷刷刷，又是一阵刀光闪过，系统提示音又在秦风的耳畔响了起来。叮咚，异化生物克罗索触发了被动技能细胞重构，开始进行复活判定，判定成功几率 96%， 复活判定成功。克罗索恢复满状态，全属性提升 80%。 没用的爬虫，你杀不死我。叮咚，异化生物克罗索触发了被动技能细胞重构，开始进行复活判定，判定成功几率 98%， 复活判定成功。克罗索恢复满状态，全属性提升 90%。 哈哈，爬虫，你没有想到吧，我居然还可以重生。说起来我还要感谢你呢，要是没有你的贡献，我又怎能获得如此强大的力量？爬虫，你之前有动用了你的那种秘术，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应该是你最后的手段了吧？既然如此，那我也就没有必要再跟你客气了，该轮到了我了。在克罗索第4次复活的时候，他的防御力已然能够抵消掉8000多万点的伤害。
以秦风5度暴血之后最高5600万的伤害而言，是打不动他的。没有办法，秦风也就只好开启了6度暴血，将自己的伤害能力提了上去。然而，秦风的运气属实有点背，在第5次击杀了克罗索之后，这个异化生物居然再度触发了细胞重构的效果，重新从地上站了起来，并获得了 90% 的全属性提升。一瞬间，秦风6度暴血的伤害再度变得不足了起来。经过了5次重生之后，此时的克罗索已然成为了实打实的地窟生物，完全没有了人的样子。不过就克罗索当前这得意的样子，很显然，他沉浸在了这虚幻的强大之中，很绝望是吗？不过你可不能怪罪你的那门秘术，只能怪你自己太过于弱小。你放心，在杀死你之后，我一定会用你的尸体解析出你的秘术，并将这门秘术发扬光大。感到荣幸吧，爬虫？我将用你的秘术去征服这个世界，而你作为我脚下的第一具白骨，你将享受到所有人都享受不到的荣光。克罗索絮絮叨叨地说着话，他企图从秦风的眼神之中看出畏惧和瑟瑟发抖，但是即便他穷尽了言辞，他也没能如愿。与之相反的，秦风眼神之中却写满了100%的笃定。此刻，克罗索的复活概率已经达到了 98%， 再度将他杀死，秦风就将触发一个成就邪眸领主的催化者，而达成了这个成就，也就意味着邪眸领主将借由克罗索的躯体彻底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来，而邪眸领主的分身也会因为提前透支了部分能量，遭到巨大的削弱。在神域之中，任何复活类的技能都是有代价的。莫拉比的复活能力消耗的是他自身的亡灵能量，7阶战士蒙哥马利的复活透支的是他自身的生命力，就连 SSSS 级职业猩红收割者所拥有的鲜血魔警也要消耗秦风积蓄起来的血池能量。此时，克罗索拥有的细胞重构自然也不会是例外，只不过这个代价并不是完全由克罗索一个人支付的，其中绝大部分的代价都由邪眸领主存在于地窟之中的那具分身在承担。想到这里，秦风也不再犹豫。此时，刀灵附体状态已然快要消散了，6度暴血的攻击力也打不穿克罗索那高的有些无耻的防御能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开启7度暴血，获得128倍的全属性增幅。只有这样，秦风才可以镇压住经历过5次强化的克罗索。一念及此，秦风骤然发动猩红收割者专属技能暴血。叮咚，你发动了专属技能暴血，开启7度暴血，获得128倍全属性增幅，血量上限提升，当前血量锁死，不享受增幅，血量下降一半，持续30分钟，结束后将面临12个小时的虚弱期，可以通过再度暴血解除。经历过7度暴血之后，秦风浑身上下都充斥着一股极度暴力的气息。感受着这道强大到足以再度杀死自己的力量，克罗索心中不但没有半点的畏惧，反而升起了无穷无尽的贪婪和期待。还不肯放弃吗？爬虫！不过这样也好，至少让我看到了这门秘术的极限远远不止刚才那般。但是你依旧不可能杀得死我，你的每一次挣扎都将成为我的养料，你的每一次挥刀都将成就我的无上荣光。来吧，爬虫！拿起你的长刀，睁开你的眼睛，你将再度见证我的重生。看着眼前喋喋不休的克罗索，秦风心中的烦闷竟然消失了个无影无踪。还真是无知者无畏啊！都要死了，还幻想着重生，真当你的重生是没有代价的吗？一念及此，秦风骤然发动斩龙闪，冲到了克罗索的面前。下一刻，2道血梅花印记出现在了克罗索那臃肿不堪的躯体之上，而后200把绿色的猩红之刃瞬间凝聚。经历过7度暴血过后，秦风的基础攻击力来到了恐怖的179万点，而猩红之刃的等级已然到达了10级，能够100%继承秦风的攻击力，所以每一道猩红之刃的攻击力也来到了179万点，再加上3个增伤效果，以及第一天赋10倍的暴击伤害加成，还有猩红标记400%的增伤能力，每一道猩红之刃便能够打出极其恐怖的1亿9千万点的伤害。即使面临着经历过5次重生、拥有着超高防御能力的克罗索之时，每一道猩红之刃也可以打出将近4000万的伤害。刷刷刷刷，瞬息之间，200道猩红之刃直接就冲破了空气，狠狠地捅进了克罗索的身体之上。4000W，4000W，4000W，赤红的伤害数值条此起彼伏地跳出，绿色的粘液不断从克罗索的身上炸开，将这座屋子里的所有物件都给腐蚀了个一干二净。然而，此时的这些绿色粘液已然对秦风没有了半点作用。经历过7度暴血的128倍提升之后，秦风的异常状态抗性达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数值，不仅能够豁免这些粘液的腐蚀伤害，就连此前秦风最为畏惧的灵魂伤害也被降低到了每秒1点。轰隆！在克罗索一脸期待的神情之中，他的身体再度被秦风绞杀成了一地的碎屑。然而，就在他快要再度死亡的那一刻，一抹惊诧的神色突然就出现在了他的脸上。此时的克罗索已然发现了身体之中的异样，在他的分裂成49块的身体之中，那道原本不断强化着他的力量极其突兀的就造反了。这些力量不再帮助他完成重生，反而开始吞噬起了他的身体。渐渐的，一个个陌生的细胞从他的身体之中成长了起来。更为恐怖的是，这些细胞就好似拥有着灵智一般，专挑那些弱势的组织结构下手。与此同时，克罗索的脑子里面出现了一道不属于他自己的声音：你真他妈的废物啊！让你复活了那么多次，你居然还杀不死一只爬虫！你真他妈的是个废物啊！这声音黏糊糊的，就像一只远古巨兽张开血盆大口之时，那在牙齿之间黏着的粘液。你是谁？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脑子里？你给我滚出去！你给我滚啊！克罗索的灵魂止不住的开始发抖，他已经猜出了这声音的主人究竟是谁了，但是此时的他却不敢承认，也不想去承认。
他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被那个人带到这个地下空间的时候，他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接触到这份秘术之时那发自内心的恐惧。他回忆起了儿子死亡之时，他悲痛欲绝，决心焚烧自己，也要替儿子报仇雪恨的愤怒。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却在这一刻统统化作了无穷无尽的后悔。克罗索的灵魂打着哆嗦，他竭尽全力，想要把这个声音从自己的脑子里面去驱赶出去。但命运的每一份馈赠，都在暗中标注好了价格。早在他接受这份力量之时，早在他沉溺于复活带来的强大之时，他此刻的结局便已经注定了。而秦风的作用，仅仅就只是一个催化剂，帮助他提前实现梦想。我是谁？我是谁？你难道不知道吗？放弃挣扎吧，让我来统御你。克罗索的意识空间之中，邪魔领主欧内斯特的声音来回激荡。下一刻，还未等克罗索有所反应，他的灵魂就被一阵突然卷起的风暴给彻底撕成了粉碎。与此同时，一道道世界公告在所有华夏大区玩家的脑海之中响了起来。叮咚，恭喜玩家天意击杀了副本最终隐藏 BOSS 克罗索，提前结束副本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获得经验值31点，获得200万点副本积分。注：原本世界副本之中，克罗索不会死，他会和戴因一起逃走，而后被追杀开启第二阶段。叮咚，由于特殊原因，世界副本黑教团的覆灭进入第三阶段，副本奖励提升3倍，副本结束后统一结算。这道提示音一出，整个华夏大区的玩家瞬间就沸腾了。作为游戏的第一个世界副本，黑教团的附魔获得了几乎所有玩家的关注，很多新手区的玩家甚至游戏的都不打了，跑到游戏内置的直播平台上看起了直播。也正是因为这一个原因，这条世界通告刚一发出，瞬间就点燃了所有的神域玩家。我靠，天意大佬这也太猛了吧！是啊，是啊，别的人都还在第一层刷怪呢，他就已经跑到了最后一层，还把 BOSS 给弄死了。不知道呢，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 BOSS 还不是一般的 BOSS， 还他妈的是隐藏 BOSS。对对对，而且这个 BOSS 居然还是世界副本第二阶段的 BOSS， 天意大佬牛逼啊！第一阶段就把第二阶段要打的 BOSS 给弄死了，直接让副本进入第三阶段，这简直太强了！天意大佬牛逼，天意大佬万岁！我给大佬立牌位！万人血书天意大佬开直播。在玩家们纷纷惊呼的同时，秦风耳边又响起了另外的几道提示音。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26级，你获得80个自由属性点。叮咚，你成功击杀了5次复活的异化生物克罗索，强制激活了其体内的邪谋领主意志，达成成就邪谋领主的催化者。叮咚，检测到玩家未成就邪谋领主的催化者的达成者，特予以通知，邪谋领主欧内斯特的分身已完成降临，且进入伪无敌状态，并将在15分钟之后彻底苏醒。检测到玩家等级过低且处于危险之中，特派发传送令牌1枚，玩家可是使用这枚令牌传送回安全位置。听着这2道音，秦风脸上顿时便显露出了一抹浓重神色。以他现在的等阶，他是没有办法打穿伪无敌状态的，这和攻击力无关，只和位格有关系。想要弄死欧内斯特，只有等他完全降临之后，彻底开启9度暴血，才有希望弄死他。作为众生者，秦风非常清楚欧内斯特的苏醒意味着什么，也清楚被他强制拉下来的欧内斯特为了完成复活会做什么。想到这里，秦风便打开了世界频道，发了一条消息出去：15分钟之内离开这座副本。发完这条消息之后，秦风原想着继续输入文字，再多提醒一下玩家们，因为欧雷斯特苏醒之后会直接发动一个极其夸张的技能——生命虹吸。以这些玩家那低得可怜的异常状态抗性，根本就不可能抵挡得住欧内斯特的抽吸之力。一旦让他们继续流场，不但他们会殒命，欧内斯特此前因克罗索而磨损的实力也会恢复一大半。但是还没有等秦风输入完，他便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原来秦风此前发出的那条讯息，竟然直接被置顶在了世界频道的最上方。看到自己的这条被置顶的消息，秦风自己也是一愣，但想了一会儿之后，他便反应了过来，这是他从未动用过的至尊级权限之一。不过这样也好，直接替秦风省去了抠字的功夫。然而还未等秦风高兴多久，他本就沉重的心情却无比突兀的被砸上了一块块石头。凭什么啊？你说离开就离开？你当你谁啊？是啊，是啊，别以为你发了攻略就有多么的了不起，就可以指挥我们。这游戏我们也是花了钱的。我就说这天意为什么会那么的好心，还做出攻略让我们看，原来是想让我成他的情，不跟他抢 BOSS 啊！卑鄙啊，太特么的无耻了！亏我之前还拿他当好心大神呢，原来是个这种货色。一时间此起彼伏的谩骂之声，摩肩接踵的在世界频道之中响起。无数玩家纷纷斥责着秦风的行为，认为他仗势欺人，仗着自己给过玩家帮助，就强行要求玩家把要到手的利益让给他。其中甚至有部分曾是秦风支持者的主城玩家，这些人曾打着秦风的名义，将另外一些个公然辱骂秦风的主城玩家赶出了副本，和剩下的人共同分食着世界副本第一层的经验值。但现在因为秦风的一则消息，这些人顿时就炸了毛，因为他们觉得副本不是秦风一个人的，秦风这样的做法就是在侵犯他们的利益，全然忘记了此前对秦风膜拜感激的模样。副本第一层，主城玩家们一个个脸色无比凝重的你看过来我看过去，他们在这场无声的博弈之中交换起了意见。片刻功夫过后，这群人之中便爆发出了一个无比突兀的声音：我不服，我不会离开这个副本，我也不愿意离开。谁要离开，谁要给天意当狗请随意，但我骨头硬，我跪不下去，也吃不了这受气饭。副本第一层之中，一个身形瘦削的法师角色慷慨激昂地演讲着：我承认，我们在站的各位都或多或少的接受过天意的帮助，没有他的那份攻略，
我们进入这个副本的时间也会推迟些许。但是我想问大家，没有天意的帮助，我们就真的进不来这个副本吗？我觉得那只是时间问题吧。总不可能所有玩家都找不到副本，就他天意可以找到。他天意又不是神。副本的好处大家都看到了，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副本之中拿到的收益都会比我们之前遇到的任何任务都要丰厚。这么丰厚的收益，秦风轻飘飘的一句话就想让我们放弃，老子不答应。此话一出，场中大部分原本沉默着的主城玩家们顿时就叫嚷了起来：不答应，老子也不答应，老子也是，凭什么啊？说让我们退就让我们退，他天意是谁啊？听着众人的回应之声，身形瘦削、容貌阴柔的那位男法师顿时就更加来劲了。噗，草民草，他妈的天意，放他娘的狗屁！老子就是不离开这副本，老子就是要他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被我一点点的追上，老子就是要向他证明，他能做到的事情我一样可以做到。副本是我们所有人的，奖励也是我们所有人的，不能让天意独占。在男子的演讲之下，主城玩家群情激愤，他们欢呼着口号，高举着旗帜，一个个精神抖擞，宛如在展开一场盛大的战斗。看着这群状若疯魔的玩家，先前的那个黑胡子大汉眼中顿时就升起了一抹厌恶之色。在秦风发布那条售价1金币的升级攻略之时，黑胡子大汉也设想过秦风这是在谋图好名声。然而在那份副本攻略发布之后，黑胡子大汉却是彻底被秦风的人品给征服了。在他看来，秦风原本就有机会一个人单独霸占副本好些天，获取到让所有人都眼红的收益，但是这个男人却是无比无私的把副本攻略给发出来了，让所有的玩家都拥有了进入副本那好处的机会。要知道，世界副本可是与一般的副本不同的，这玩意儿它有排名，排名越是靠前，拿到的奖励就是越多。秦风发布攻略这般行为，无疑就是替自己在设置障碍，但秦风却没有因为这些障碍而选择独吞副本，这足以展现出秦风的视野并不在这儿，也足以展现出秦风的胸襟没有那么狭窄。想通了这其中的关节之后，心高气傲的黑胡子大汉便彻底成为了秦风的死忠粉。生长于袍哥世家的他，在精神上将秦风当成了自己的大哥，当成了自己的榜样，而且这种崇拜是不附加任何的利益勾扯的，完全是发自黑胡子大汉心底的真实感受。如今大哥被侮辱，被一群自私自利的杂碎污名化，黑胡子大汉又如何能掩藏住心中的苦涩味道？他一言不发，紧紧地握住手中的匕首，一步一步朝着人群之中正在激昂演讲的那名瘦削法师走去。瘦削法师并没有发现黑胡子大汉的靠近，他依旧沉浸在那种反抗权威的快感之中，无法自拔。噗！一道血线从瘦削法师的身子上喷涌而出，下一刻，他的脖子上也出现了一道3指多宽的狰狞伤口。嘘嘘嘘嘘，一连串的匕首入肉的声音响起，瘦削法师一脸诧异地死在了黑胡子大汉的匕首之下。你们走不走我管不着，但是你们谁要是再敢说天意大佬的坏话，这就是你们的下场。你们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自己，你们哪个没有接受过天意大佬的帮助？没有他。此话一出，全场的杂碎纷纷停下了嘴。黑胡子大汉的等级本来就比他们高，他们可不敢当着黑胡子大汉的面反驳他的意见。然而就在此时，异变却突然发生。只见瘦削男子缓缓从地面上站了起来。由于此前在第一层之中拿到了许许多多的积分，他直接利用无限复活权限的效果，原地重生。这时，黑胡子大汉依旧愤怒地替秦风占着场子，说着话：一群杀财，老子要是再听到……黑胡子大汉话未说完，一个巨大的火球便在他的胸膛之处炸开了。法师的爆发能力本来就高，黑胡子大汉又在之前的战斗之中受过伤，在此情况之下，瘦削法师发出的火球术非常顺利的就把黑胡子大汉给秒杀掉了。杀完黑胡子大汉之后，瘦削法师对着人群大吼道：这人是天意的狗腿子，杀了他，杀！于是乎，一场惨无人道的单方面虐杀便开始了，全然忘却了他们之前是如何在黑胡子大汉的带领之下拿到大量积分的。片刻功夫过后，这群比饿狼还没有人性的出生，便杀空了黑胡子大汉的积分，直将黑胡子大汉杀回了枫叶城的复活点。杀完人之后，瘦削男子还不忘诛心，看到没有，这就是给天意当狗腿子的下场。以后谁要是再像这狗东西一样软骨头，老子就送他回泉水。还有没有膝盖软的？站出来！没有？那好，那大家就都是好玩家，就都是好兄弟。兄弟们，随我上阵杀敌！我牛云不像那秦风，绝不会独占这副本。在瘦削法师的组织之下，副本一层的玩家们再度进入了疯狂刷怪的进程之中。他们每一个人的眼中都熊熊燃烧着贪婪之火，每个人都想在这副本之中获得更多的好处。以他们现在这个状态，别说是天意的劝阻了，就是他们的爹妈来了，也不一定好使。看着眼前这群被自己驱动的玩家们，牛云眼中满是兴奋之色。在这一次的城市崛起之中，这种一呼百应的感觉让他体会到了多年以前的那种快感。为了扩大这种快感，他短暂的下了会儿线，花了重金找了无数玩家在世界频道之中为自己吹水。他准备趁着这一次的机会，将自己打造成为玩家之中反抗秦风暴行的领袖人物。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也能让无耻之徒毫无顾忌的颠倒黑白。在超能力的加持之下，正义玩家牛云率领大伙儿反抗无耻玩家天意的故事，被翻译成了无数个版本，出现在了世界频道之上。看得秦风差点把自己的牙齿都给咬碎了。此前的那番提示，秦风本是好意，以那些普通玩家的实力，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在欧内斯特降临之后存活下去。仅仅是欧内斯特复苏之际所发动的那道生命虹吸，便足以将这些玩家一个个抽死一次又一次，直至他们的积分被清空，直到他们传送回向对安全的枫叶城之后，
这道虹吸才会停止下来。然而事与愿违的是，秦风好意的提醒不但没有被这群玩家接受，反过来秦风还被这些玩家扣上了一顶想要强行霸占整个副本的帽子，简直就是荒谬，简直荒谬至极。且不说秦风每升一级需要获得的那堪称离谱的经验值，且不说秦风看不看得上1、2层那些低级小怪物，若是秦风真的想霸占这个副本，秦风就不会发布那么一条攻略，更不会在此之前发布那篇能让所有新人快速升级的升级指南。没有了前者，这些玩家进入副本的时间至少都往后推迟3天；没有了后者，此次能进入主城的玩家则会直接减少2/3。然而秦风并没有那样做，他想的只是为华夏多培养一点底蕴，以便于华夏在即将到来的大争之势之中能够更好的存活下去。只可惜秦风只想到了华夏，只想到了大义，他疏漏了人性，疏漏了人性之中那恶毒的有些发黑的贪婪。尤其是在这个没有任何规则制约的游戏世界之中，人性之中那阴暗的一面更是会得到近乎无限制的放大。当你能够给别人带去利益之时，他们就会为你欢呼，那副嘴脸恨不得把脸贴在你的屁股之上。但是当你做出一点点违背他们利益的行为之时，他们就会用实际行动来教导你做人。他们不会感恩，不会念着你的好，他们只会嫌弃你给的不够多，只会怨恨你为什么没有把知道的一切全部告诉他们。更有那种巨婴，你帮了他一次之后，他就会将替他帮忙设置成强制的义务劳动，强行安插在你的脑袋之上。一旦你停下了对他的供养，他就反过来咬你一口，不择手段，不顾廉耻的要吃掉你的血肉，吞掉你的一切。弄完这一切之后，他们还会对你说一句，这都是你亏欠我的，是我应得的。秦风并非是不懂得这一点，两世为人，见识过背叛，见识过无数妖魔鬼怪的他并非是不懂，只是那个时候这些事儿还没有发生在他的身上，他那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可现在他被恶虎给咬了，且咬人的恶虎还污名化他，将他定义成了贪婪卑鄙的小人，这一套手法还无比的娴熟，比这恶心人的丑国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秦风眼中闪过一抹狠厉之色，他不再看那不远处正在复苏的欧内斯特一眼，他转身便朝着副本第1层而去。他不是只会口头警告的弱者，他不会发生命，被误会就被误会吧，大不了掀桌子不完了。不是说我小人吗？不是说我卑鄙吗？行，那就卑鄙一个给你们看看，把老子为你们吃下去的全部给老子吐出来，大不了这乱世我一人扛，大不了这地窟我一人镇压。这等废物，即便让他们成长起来了，也是对资源的浪费。甚至其中被吹嘘的最狠的，被无数主城玩家、无数新手村玩家奉为反抗强权第一人的牛云，还他妈在末日来临之时成了全人类的叛徒。那他妈的还留着这些人干嘛？不把他们杀成渣子，留着污染人间吗？一念及此，秦风眼眸之中顿时就涌现出了滔天的血气。也不走通道了，秦风直接发动天外飞仙，将无穷无尽的刀芒斩向头顶的楼板。轰轰轰轰轰轰！只是一瞬间，从第6层到第1层的楼板砍开了一个巨大的坑洞。下一刻，秦风直接开启狂猎，把这个留了好久准备用来对付欧内斯特的技能用了出来。嗖嗖嗖嗖，一连发动6次斩龙闪，秦风直接跨越了垂直高达到2000米的空间，出现在了副本第1层之中，站在了那些用尽语言诋毁他的畜生们的面前。看到如同浴血魔神一般的秦风，原本和玩家打得不可开交的黑教团甲士顿时作鸟兽散。他们非常灵敏地从秦风那强如魔神的气息之中感受到了极度的危险。与此同时，场中的玩家们也发现了秦风，有着探查之眼的他们顿时便看清楚了秦风的身份，也看到了秦风面板之上那密密麻麻的一连串问号。这一时刻，所有的玩家都惊呆了。要知道，以他们此时的属性，他们是可以看到属性值在10万点以内的所有生物的信息的。可现在，他们却看不清楚秦风的属性点到底是多少。这也就意味着，秦风的每一个属性都超过了10万万大关。回想起此前在这一层虐杀秦风支持者的画面，回想起此前在世界频道之中那极度不堪入耳的诋毁之词，这些主城玩家顿时就打起了哆嗦。他们清楚，眼前这满脸杀气的秦风肯定不是来找他们交流感情的，如此模样，除开前来寻仇，没有任何可以解释得通的理由。咯咯咯，一阵牙冠打战的声音在场中此起彼伏的响起。得益于神域游戏高达 99.999% 的拟真程度，玩家们即便透过游戏也能感受到那比深渊还要凝重的恐惧。极端的恐惧之下，人总是会做出一点奇怪的行动。有的人是尿裤子，用温热的体液来缓解心中的压力；有的人是打哆嗦，用肢体的摩擦来驱散遍布全身的深寒；也有脸皮厚的，以为自己仗着人多，仗着不道德却又被绝大多数人认同的名义，就可以随时随地掏出小的可怜的工具，肆无忌惮的大小便，以为自己是个弱势者，可以借由弱者无罪的由头博取大多数愚蠢者的同情，从而示弱凌强。显然，自诩天才、自诩才华横溢的牛云就是这般认为的。看着满脸杀气的秦风，牛云心中没有半点的恐惧。他觉得大势站在自己的这一边，秦风绝对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向自己这些人动手。要知道，在秦风的那句话说出来之后，已经有很多人对秦风有所不满了。秦风若是敢继续执迷不悟，那就是在和整个华夏大区的玩家为敌。为此，信心满满的牛云准备好了人前险胜，他趾高气昂地走到了秦风的面前，用下巴点着秦风，义正言辞地说道：“你来这里做什么？难道我们不走，你还能逼我们走不成？”此话一出，秦风顿时就被气笑了。他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牛云的脑回路居然如此的清奇。
居然能厚着脸皮说出这种智商堪忧的话。自己都到这里来了，不是来弄死他们的，还能是啥？这点事儿都看不明白，居然还想着要在人前装逼。不过秦风此时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为了不影响到自己后续的操作，秦风强忍着弄死这傻逼的冲动，按捺下了心中蠢蠢欲动的杀心。再者的话，秦风也想看看牛云的这张狗嘴里到底能喷出何等恶臭熏天的粪便，也顺便看看这些人到底痛恨他到了什么程度，以便于调整后期报复的力度。见秦风没有反应，牛云以为是自己举世无双的口才起到了作用，他想起了他的先祖，他们牛家第一代牛云所说的话：人活着最大的武器就是你的嘴，只要你够能吹，黑的你都可以说成白的，歪的你都可以说成正的。想到这里，牛云决定向他的先祖学习，在这片游戏世界之中重现当年40大盗的龌龊故事，把当年没有上的事给上了。于是乎，他开启了游戏内置的直播功能，准备着把他舌战无耻天意的画面播送到整个游戏玩家的圈子里，让所有人都看到他牛云是何等的不畏强权，是何等的风流写意。很快，直播间便打开了。由于那震惊的而标题“牛云痛斥无耻败类天意”，无数本就对秦风抱有怨气的观众便涌入到了这个直播间之中。看到直播间的人数疯涨，牛云装模作样咳嗽了一声，提示着观众他要装逼了。观众们也非常期待着这一幕不畏强权的戏码，纷纷发着弹幕替牛云叫起了好来。秦风冷眼看着这一切，宛如在看着一群小丑。不过他并没有着急，因为一时的毁灭并不能让这些人知道什么叫做疼痛。想让他们长记性，那就得杀人诛心。于是秦风数起了人数，并开始记录在场这些人的 ID。见秦风依旧定在那里，没有任何的反应，牛云狗鼻子一动，高声斥责了起来：天意大佬，看着你以前为我们做的贡献，我姑且再叫你一声大佬，但是作为牛家不摇碧莲功法的第3代传人，牛云深谙起承转合的重要性。只听他话锋一转，一个大帽子就给秦风扣了过来。但是这并不是你致使我们的资本，你天意没有这个资格。在这个社会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用不得你来指手画脚，而且你也不配对我们指手画脚。不要因为你现在的等级比我们高，你的实力比我们强，你就目中无人，嚣张跋扈。要知道天道好轮回，苍天何曾饶过谁？今日你看我不起，但你能保证在明天我们这些人就一定不能成长起来吗？你用武力，你压得了我们一时，但是你能压制得了我们一世吗？所以我奉劝你对我们多一点敬畏，少一点居高临下的俯视。你可知30年河东30年河西？你可知莫欺少年穷？牛云高亢的声音在直播间里响起，无数观看直播的网友大力拍手叫好，说的太好了，我他妈的热血沸腾了，都干他妈的狗娘养的天意，去他妈的强权！天意，我氧化钙 NM， 丑杀别，干得漂亮！牛云，给我狠狠的骂他，骂到他无地自容！滚吧天意，神域不是你一个人的游戏，我们不欢迎你！看着直播间里此起彼伏的弹幕，牛云心中的喜悦之情愈发的浓重，但是在表面上他却没有显露出半点，依旧是那副悲天怜人的表情，依旧带着浓重的痛心疾首。天意大佬，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你的粉丝，我真心的感谢你发布的那些攻略，虽然没有你的攻略我也能到主城来，但是你的攻略也确实给我带来了帮助。可是那都是以前的你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你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的自私，自私到想要一个吃下整个副本，你就不怕撑死吗？说到这最后一句之时，牛云已然是咬牙切齿了。周围的一众主城玩家见秦风如此被牛云挑衅，也没有半点动手的意思，他们的胆子瞬间就大了起来，一个个脸红脖子粗的开始高呼：天意，滚出副本，垃圾玩意儿，这个游戏不欢迎你，支持牛云，打到天意！就在玩家们群情激愤之际，人群中央的牛云突然伸出左手，凌空一握拳，顿时间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了他的身上，就连直播间里的那些观众也停止了弹幕的发送，静静地看着牛云，期待着这个反抗强权的第一人再度说出惊人之语。此时的牛云代表着他们的利益，已然成为了他们集体意志的化身。牛云说的话就等于是他们说的话，牛云打了秦风的脸，就等于他们伸出手在这个华夏大区第一强者的脸上重重的扇了一巴掌。感受着众人目光的注视，牛云的感觉好到不得了，他终于明白了他祖父口中那令人食髓知味的一呼百应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了。这一刻，牛家传承下来的表演细菌起了作用，牛云非常上心的开始提要求：天意，你必须向我们悔过，你必须向所有的华夏大区玩家道歉，不然我们不会原谅你，你将永无可能进入到我们的圈子中来。到那时候，每一个组织会接纳你，每一个人都会嫌弃你，你将成为万人唾弃的野狗，无论走到哪里，你都只会让见到你的人感受到恶心，你会被我们人肉搜索，我们会让你在整个网络里爆红，每个人都会知道你天意就是个自私自利、无耻至极的小人，你将遭受到无数人的谩骂，你玷污了我们的自由，你践踏了我们的人格，这是你应得的惩罚。相信我，这不是恐吓，你可以去打听一下我牛云，看看我在现实之中是个什么地位，我说的话就没有一个是不能实现的。不过我们是仁慈的，我们不愿意让你遭受那样的网络暴力，只要你愿意在全体玩家面前道歉，向我们下跪道歉，我们就愿意大发慈悲的原谅你。一席话说完，牛云感觉自己的体验简直爽快到爆炸。他认为在22世纪，这个网络已经成为了一个人生命的一部分的时代，没有一个人敢于冒着在全体网民注视之下社死的危险反抗自己。
他觉得自己已经抓住了秦风的咽喉，只要秦风还要点脸，他就必须在自己的面前低头。想着华夏大区第一玩家在自己面前跪下，牛云的心中顿时就翻涌起了无比强烈的快感，简直比他尝试过的那种违禁之物还要刺激。想到这里，牛云更加疯魔了，他面红耳赤地对着秦风大喊：“愣着干嘛？跪下呀！”然而秦风并没有回答他的话，回答他的是一阵令人心悸的嗡嗡之声。由于牛云等人之前的努力，第一层的地板之上淌满了赤红的血液，根本就不用秦风自己动手，凝聚猩红之刃，所有的血液便已然凑齐了。不过这也算好，毕竟原汤化原石，用狗杂碎们的鲜血弄死这些狗杂碎，也算是废物二次利用，比较环保。此时秦风的屠杀名单已经写完了，不但如此，秦风还对着名单确认了好些次，非常确定这份名单不会有半点的疏漏。想到这里，秦风再也不掩饰眼中的杀机。到这时候了，即便让他们知晓了自己要干嘛，他们也没有时间跑路了，而且他们也跑不了。察觉到秦风眼底的愤怒，牛云还以为秦风是在无能狂怒。牛云非常的享受，他准备加大力度继续开口。然而没有等他开口，一道猩红之刃便穿透了他的喉咙。霎时间，一条赤红的伤害树枝条从牛云的脑门上爆发了出来。4480W， 看着这个恐怖到极致的伤害，在场的所有玩家均是瞪大了眼睛。他们知道秦风非常的强大，但他们却不清楚秦风居然强大到了如此地步。他们想跑，但他们的速度又怎么可能跑得过享受了128倍暴血增益的猩红之刃？刷刷刷刷，一连串的破空之声响起，这群垃圾连话都说不出来，便被秦风杀死了。然而秦风并未就此罢休，这才一次呢，又怎能消得了他心中的怨气？片刻过后，这群垃圾再度复活。然而莫等这群垃圾往前迈步，带着死神追杀令的猩红之刃便已然冲杀到了他们的面前。嘘嘘嘘嘘嘘嘘，一连串利刃捅入胸腔的声音响起，垃圾们再度倒在了地上。而后此番过程又是循环了2遍。第4遍击杀完这群垃圾之后，这群垃圾的积分就被秦风给清空了。看着空空荡荡的第一层，秦风恶心的吐了口唾沫。这些垃圾简直弱得令人发指，耐打的程度还不如之前的克罗索。克罗索那样的蠢货都可以原地复活5次，这些垃圾大部分连4次复活都没能做到。不过秦风并没有因为这些垃圾太过于弱小就原谅他们，弱小不是他们的免死金牌。此时的秦风已然做好了准备，不把他们杀到1级负经验，绝不罢休。想到这里，秦风直接发动了8级全限令牌的效果，传送回了枫叶城之中。回到枫叶城之后，秦风一路发动斩龙闪，几个呼吸之后便来到了重生复活点之前。杀！秦风提着斩龙闪，一刀刀的砍杀着这群垃圾。凭借着超高的移动速度，这些垃圾基本上逃不出复活点的范围，便被秦风又送了回去。看着秦风状若疯魔的屠杀，本来心情无比低落，痛恨自己实力不够，无法雪耻的黑胡子大汉瞬间就兴奋了起来。他站在一旁为秦风拍手叫好，双手拍击的速度堪比市面上第2快的电动打桩机。除开黑胡子大汉，枫叶城之中的 NPC 也发现了肆意屠杀的秦风，但他们却并没有前去阻拦秦风，因为他们看出了秦风的身份，也从这个男人的身上感受到了无比浓郁的危险气息。因为此前斩杀009号小队长莫雷的原因，此时的秦风在枫叶城之中可谓是家喻户晓。此刻见他在这里杀人，枫叶城的居民纷纷跑向城主府，向城主陈天阳举报起了秦风的暴行。得知这个消息过后，陈天阳脸色顿时就复杂了起来。秦风的实力有多么的强横，他再是清楚不过了。更何况他还想借着秦风的力，好好改善一下和圣女卡莱尔的关系。他不想与秦风为敌，但是此情此景，他却不得不管，因为他是这枫叶城的主人，凡是进入枫叶城之人，只要没有触犯枫叶城的法律，都会受到他的庇护。秦风此举无疑是在挑衅他的威严。哎，这个天意怎么就知道给我出难题呢？犹豫了一阵子之后，陈天阳还是决定管一管。然而就在他出门之前，圣女卡莱尔却是走了进来。圣女冕下，您怎么过来了？听到陈天阳的问话，卡莱尔也不掩饰，直接说出了此行的来意。三皇子殿下，此事必有蹊跷，我相信他的人品，他定然不会是那种嗜杀的人。一听这话，陈天阳顿时就愣了，但是自幼就生长在深宫之中的他，却是很快就反应了过来。卡莱尔这是在替秦风担保。看着卡莱尔的这副模样，陈天阳心中暗自鄙夷，还以为你眼睛里不揉沙子，结果你他妈的居然给我来这套，牛逼啊你！不过在表面上，陈天阳却是顺着卡莱尔的话头接了下去。圣女殿下，我并非是要派兵镇压他，我也相信他不是那种人。听到陈天阳的话，卡莱尔的神情顿时就松了。最初听到秦风在一处广场之上大开杀戒之时，卡莱尔也是心头巨震，但是回想起秦风那负面冷心热的模样，卡莱尔就自作主张的相信了秦风做这些必然是有所缘由的。他不肯接受秦风是个嗜杀成性的人，即便是这般血淋淋的现实已然被无数人送到了他的眼前，他也是不愿意相信的。没办法，爱情这东西总是让人迷茫。看着卡莱尔长出一口气，一脸放松的模样，陈天阳心中顿时就有了主意。这一次必须要帮秦风把这事儿给掩盖下去。保住一员大将还是小事儿，得到圣女的支持才是他最为真实的图谋。想到这里，陈天阳便一脸笑容的走到了卡莱尔的面前，邀请道：圣女冕下，要不我们过去看看，天意要是真是在杀那些恶徒，我们也好替他站场子。卡莱尔点了点头，跟着陈天阳的步子就走了出去，一点点的靠近那处满是血腥之地。卡莱尔的心脏跳的就是越快，他开始在心中祈祷，
他恳求天神让他在见到秦风之时，能发现被秦风屠杀的是一群坏种。可是此时的他却是没有想好，如果秦风真是在滥杀无辜，他该怎么办？很快，两人便出现在了那处广场边上的一个房顶之上。放眼望去，两人均是看到了满地的鲜血。看到这些鲜血之时，卡莱尔的心脏顿时就漏了一拍。天意，他果真是在杀人！这个念头刚一升起，卡莱尔就感觉自己的心好痛好痛。他瞬间就觉着秦风那原本无比温柔的形象，他自己的美化在一瞬间就变得无比的模糊，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嗜血的恶魔，一个按照光明教义需要被铲除的、被捆在火刑架上烧死的恶魔。但是卡莱尔的内心在这一刻却是疯狂的摇摆了起来。他不能接受秦风被烧死的结局，他无法接受这个在自己心中留下种子的男人就这样烟消云散。与此同时，他也不能接受那么多无辜性命的消亡。作为光明圣教的圣女，她有义务也有责任替这些人报仇。一瞬间，卡莱尔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之中，这种无法取舍的折磨快要把他给逼疯了。恰在此时，陈天阳在一旁咦了一声，将卡莱尔的注意力拉了回来。咦，这些人死后留下的尸体为什么不到2秒就消失了？有点奇怪啊。此言一出，卡莱尔顿时就被定住了。片刻之后，他睁开了眼睛，看到了眼前这无比诡异的一幕。只见在那道传送门里，有近乎无穷无尽的人稀稀落落地走出来，但是在他们被秦风杀死之后，他们的尸体却又很快就消失不见了。更为奇怪的是，卡莱尔在这些人之中看到了好几张异常熟悉的面孔，就像是在哪里见过一般。下一刻，卡莱尔恍然大悟，那些从传送门里走出来的人就是此前被秦风杀死的人，而那座传送门本身更是大有来头。一瞬间，一个细思极恐的念头出现在了卡莱尔的脑海之中。与此同时，陈天阳的声音又在耳畔响起了，这些都是异人。听着这声音，卡莱尔带着一副你也想到了的模样，看向了陈天阳。后者也从他的脸上看出了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在神域大陆之中，一直存在着一个传说，每逢大争之势，总会有异人出现在这片大陆之上。这些异人不死不灭，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都不可能将他们杀死。而每一次异人的出现，都会给这个大陆带去滔天灾劫。本来陈天阳一直以为这个故事仅仅只是个传说，同其他扯淡的传说一般，是用来欺骗小孩子的。至于那些矗立在大陆之上，仿佛从亘古之前就依然存在了的古老传送门，也只是史前的那些大能制造出来的神物罢了。但是秦风今日这一次杀戮，却是彻底击碎了陈天阳的认知，让他知道了那异人的传说并非是人们编造而出的故事。一瞬间，陈天阳就释怀了。异人是人吗？肯定不是啊，他陈天阳不是异人，枫叶城居民也不是异人，神域大陆之中更是好久都没有出现过异人了。那异人就不能算是人了呀，毕竟他不能无限次复活，枫叶城居民也不能无限次复活，神域大陆也没有谁可以无限次复活的，神灵都不行。那屠杀异人就不能算是罪孽了，不但不是罪孽，只要宣传得当，还能把秦风塑造成英雄。此时的陈天阳连头条标题都想好了，就叫猎黑英雄再造正义，提前猎杀祸乱之源之风叶城广场上那些不得不说的故事。想到这里之时，陈天阳也察觉到了卡莱尔看向他的目光。从卡莱尔的目光之中，陈天阳无比分明地品味出了其中的意味。他当即表态道：天意做得非常的好，他所做的事情是在造福枫叶城的民众，也是在造福整个神域大陆的人类。我们应该嘉奖他，圣女阁下你认为呢？卡莱尔淡淡一笑，清楚了秦风屠杀的是异人之后，他再也没有了此前的摇摆不定。不但如此，他还更加无可救药的彻底倒向了秦风这边。我就说他不是那样的人，他这么好的人，怎么可能做出那样的事情？我之前居然那样的想他，我太不是东西了。想到这里，卡莱尔无比羞愧的点了点头，同意了陈天阳的提议。不仅如此，他还决定要在他的老师教皇面前替秦风多多美言，只有这样做，他才能够消除掉心中的愧疚之情。说完陈天阳和卡莱尔，再说回秦风这边。经过了数轮屠杀之后，秦风已然将所有的杂碎全部杀得掉极了。迅速捡起地上的战利品，秦风快步走向了传送阵。做事儿就要做绝，这是秦风一向的行为准则。今天既然已经大开杀戒了，不把这些人杀到一级负经验，他是不会罢休的。想到这里，秦风就要进入传送阵之中。恰在此时，秦风觉察到了一道陌生的气息，抬眼望去，秦风看到了一个黑胡子大汉。此时那大汉正在为他摇手助威，双手摇动的速度仅仅只比那些摇花手的精神小伙慢一丢丢。看完黑胡子大汉的 ID， 秦风想起了这人此前一直在世界频道之中为自己辩解，又想到这人被当成自己的走狗，不但被那群狗杂碎清空了积分，还让这人和自己一起成为了众人口吐芬芳的酱缸。秦风心底有愧，为了弥补这人，秦风取出了部分战利品装在了一个储物戒指之中，丢给了他。而后秦风便踏入了传送阵之中，赶往新手村继续宰猪杀狗。和别的网游不同，在神域游戏之中，主城玩家被杀的跌破10级之后，并不会传送回他们出生时的新手村，而是会按照就近原则传送到附近的一个新手村之中。得益于这个游戏机制，秦风也省下了大把的精力，用不着一个一个的跑新手村。到达新手村之后，秦风直奔着新手村中央的复活点去。在7度暴血的增幅之下，秦风的速度快得惊人，只用了不到3秒的时间，便冲到了那群杂碎的面前。到达之后，秦风也不跟他们多废话，提着斩龙之刃就开杀。嘘嘘嘘嘘 4480W 没用猩红标记 4480W 4480W。随着一条条伤害数值条的出现，一道道系统提示音也在秦风的耳朵边上炸开了。
叮咚，你击杀了科莫多巨龙，当前玩家为红名状态，本次死亡掉落青铜阶装备，命银长剑，掉落 2W 点经验值，该玩家当前等级为9级，复活时间2秒。叮咚，你击杀了土豆烧洋芋，当前玩家为红名状态，本次死亡掉落物品强化材料，金化骨髓 X10，掉落 2W 点经验值，该玩家当前等级为9级，复活时间2秒。叮咚，你击杀了一只小仙女，当前玩家为红名状态，本次死亡掉落锻造材料，森林魔狼的骨片 X10，掉落 2W 点经验值，该玩家当前等级为9级，复活时间2秒。听着耳边的提示音，秦风脸上显露了残忍的笑容。都还有9级啊，看来还得再攒一段时间。秦风眼神一冷，加快了杀戮节奏。11分过后，所有复活广场上的玩家都被秦风给杀到了1级0经验。以这些人现在的情况，若是再度被秦风击杀的话，他们的经验值就会变成负的。但就在杂碎们欲哭无泪之时，一道世界公告却是非常及时的响了起来。世界公告：世界副本黑教团的覆灭提前进入第3阶段，击杀最终副本 BOSS 邪眸领主欧内斯特的分身之后，自动完成副本并进行副本结算。听着耳边响起的这道提示音，所有杂碎心中都以为自己这一次要逃脱苦海了。要知道，世界副本的奖励可是无比丰厚的，以秦风那般实力，很轻松的便能在这第3阶段的副本中获得到巨大的收益。在这群杂碎们看来，秦风没道理因为想要泄愤，选择继续屠杀他们，而不去刷这第3阶段的副本。然而，想象很美好，现实却骨感的有些硌手。在这群杂碎满脸期待的注视之下，秦风不但没有回到枫叶城刷副本，反而变本加厉的继续着他的屠杀。此时的秦风自然也听到了那则世界公告，但他却并不准备立刻回到主城，杀掉邪眸领主欧内斯特的分身，完成这个世界副本。因为现在的他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没有做完，他还没有让那些人间垃圾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恐惧。为了给这些巨婴长点记性，也为了保护环境，秦风非常仁慈地做出了决定，他要把这些主城杂碎杀到负经验。在神域游戏之中，玩家死亡之后会有 5% 的概率掉落物品和经验，一旦被杀到红名之后，这个概率就会从最初的 5% 提升到 100%。由于这个机制的限定，再加上神域开服的时间并不长，大家的实力都差不多，自然而然的，在一些玩家公会的倡议之下，玩家圈子里就形成了一条潜规则，那就是报仇可以，但是不能无休止的杀戮下去，不能把人杀成红名之后还继续屠杀。一旦有人这样做了，那他就会受到全体玩家的围攻，不死不休。但是当这一条潜规则对上不管不顾的秦风之时，却是失去了约束力。此时根本就没有一个公会敢出面劝说秦风停止杀戮，更别说带着人围攻秦风了。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秦风太过于强大了。以秦风7度暴血之后，那堪称突破天际的全属性，弄死普通玩家简直比捏死一只蚂蚁还要来得轻松。哗啦，一刀斩过，一名玩家再度被秦风分成了2半。砍完这个玩家之后，秦风3步并作2步，瞬间便冲到了另外一个玩家的面前。见到秦风的目光看向了自己，这名玩家当场就跪下了。然而没有等他开口祈求秦风放过他，他的脑袋便被秦风一刀给砍到了天上。看着那名被消手的玩家，复活广场的其他人均是害怕的瑟瑟发抖。在神域游戏那高达 99.999% 的拟真系统的影响下，每个玩家在被秦风击杀之时，都能体会到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1次2次的还好，毕竟他们好歹也在神域之中待了这么久，还是能忍受得住这点痛苦的。但是堵着复活点一直杀可就不一样了，那就是纯粹的折磨啊！试想一下，虚的一下，你痛死了；2秒过后，你活了；然而又是虚的一下，你又痛死了。这是什么体验？千刀万剐分期付款。然而被肉体上的折磨还是其次的，真正让这群玩家无比心疼的是自己的等级。在神域之中，玩家只要没有回到自己的安全屋，即便下线了之后，依旧是可以被杀死的。而被击杀之后，该掉的经验和属性点也不会缺少半点。要知道，在神域之中提升一个等级都是非常困难的。为了升级到10级，进入到主城之中，有的玩家选择爆肝，不眠不休的做新手任务涨经验，有的则是使劲的往游戏里面充钱，靠着氪金强行提升自己的实力，完成更高难度的任务，获取升级经验。每一级的提升都倾注了这些玩家无数的血和泪。然而就在今天，他们之前的所有努力却是在一瞬间就付之东流了。在秦风疯狂的杀戮之下，他们的等级以不可挽回的速度急速下降，直至现在，他们的等级已然掉落到了1级。要是再死的话，不但他们每次复活的时间会成倍的增加，他们的还会变成负经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花费整整10万才弄来的游戏账号将就此作废。想到这里，杀戮名单之上的那些玩家疼得心尖都在滴血。为了保住自己的账号，人群之中的一个玩家率先做出了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啪嗒一声，一个名叫科莫多巨龙的玩家直接就跪在了地上，大声哀求了起来：天意大佬，放我一条生路吧，再杀的话我就要掉到1级了。这游戏头盔是我花了整整10万才买来的，为了把等级升到10级，家里的房子被我卖了，父母也被我给坑垮了，我可不能再死啊！天意大佬，求求你放过我吧，我保证以后绝不再说你半句坏话。话未说完，秦风便已然冲到了他的面前，一刀将他砍成了2半。他本来就无比痛恨这群傻逼玩意儿，此刻更是听说这人为了玩一个游戏，把家里的房子卖了氪金，心底的火气顿时就提了上来。这种不仁不孝的玩意儿留着也是祸害，要不是现在游戏还没有降临到现实，此刻的秦风已然走上了将织物里毁灭的道路了。杀完这个杂碎之后，秦风目光朝着其他的杂碎横扫而去，感受到秦风那充斥着无边杀意的目光，
这些早已被杀破了胆的杂碎，一个接着一个，扑通扑通的就跪了下去。对于这些没有丝毫道德的人来说，跪下求饶并不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更何况此事而已经有先例了呢？只要能保住自己的账号，要他们做什么，他都不会有任何拒绝的念头。大佬，我给你跪下了，你放过我吧，我真的不敢了。大佬，给条生路吧，这游戏等级太难练了，我不想从零开始啊。大佬别杀我，我给你当牛做马，我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复活点上，一个个玩家声嘶力竭的哀嚎着，祈求秦风放他们一条生路。然而秦风并不打算搭理他们。刷刷刷，又是一阵刀光闪过，复活点上的玩家再度被秦风送去重生了。但是这一次却和之前的那些次不同了，由于此次的击杀已经将他们全部给杀成了负经验，他们的复活的时间也被拉长了半个小时。不过对于秦风而言，半个小时的复活等待时间根本不足以承接这群垃圾。为此，秦风也不去管世界副本了，直接就蹲在了复活点之前开始守尸。以欧内斯特分身的实力，根本不可能在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里被枫叶城里的那些 NPC 弄死。秦风一点也不着急。现实世界，牛家，牛云一脸气愤地看着热心观众们搞出来的现场直播，将面前的木桌砸得砰砰作响。早在秦风把他杀回新手村之时，他就已经放弃了挣扎，转变了战斗思路。牛云的思路非常的清晰，既然在游戏世界里干不过你，那我就在现实之中干你。为此，牛云定下了2个计划，但此时其中的一个计划已然宣布失败了。此时的牛云已经看过了属下发来的简报，看完之后，牛云差点没背过气儿去。由于秦风疯狂的杀戮，整个游戏论坛已然没有一个人敢再说秦风的坏话。只要一提到天意这2个字，无论之前多么热络的帖子，都会在一瞬间失去所有人的关注，根本就没有人敢在这种帖子之下发言，生怕秦风迁怒到自己。在此情况之下，牛云的第一个计划水军抹黑就以强盗乌塔般的方式失败了。不过此时的牛云还没有彻底绝望，他还有着另外的一手准备。回到现实世界之后，牛云就已然花费巨资找人调查天意在现实世界之中的身份了。算算时间，应该也快要出结果了。想到这里的时候，牛云的手机恰到好处的响了起来。接起电话，牛云迫不及待开口问道：找到了天意的身份了吗？少爷，没有。什么？你跟我说没有？你干什么吃的？行不行？老子开了你！少爷，这事儿不能怪我啊，神域公司根本就是油盐不进啊！不管我怎么跟他们说，他们就是不肯把天意的身份透露给我。问不出来，你不会找黑客吗？这还需要我来教你？少爷，我找了，找的还是我们40大道公司里最为厉害的那个人，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啊。神域公司的网站坚固的就跟铜墙铁壁一样，根本就进不去他们后台啊！此话一出，牛云表情瞬间就凝固了。要知道，神域公司的总部可是在国外，而且据说背景非常的雄厚。他们家的40大道公司在国内还算有一些关系，可一旦走出国门，他们可就啥也不是了。至此，牛云的2个方法均以失败告终，巨大的挫败感几乎就要将牛云逼疯了。恰在此时，牛云脑中灵光一现，他想到了一个报复秦风的绝佳手段。以秦风如今在华夏大区那如日中天、无人敢惹的地位，只要牛云敢在华夏大区搞事儿，一旦被秦风发现了，他都来不及发育，便会被秦风弄死在萌芽之中。但国外的那几个区就不一样了呀。要知道神域可是个全球性的游戏，可不仅仅只有华夏一个大区，还有欧陆大区、泛美大区、偷国大区以及倭国大区等等。在华夏大区不能做的事儿，不一定就不能在其他的大区做啊。要知道，在神域公司的公告之中，神域游戏将会在经过几次迭代之后开启大区战争。到那个时候，所有的大区就会整合成一个大区。只要牛云可以在其他的大区里发育起来，他就能在大区战争到来的那一刻找到秦风报仇雪恨。一念及此，牛云直接就销毁了自己在华夏大区的账号，开了一个倭国大区的账号。倭国是个人口大国，拥有着数量极大的游戏玩家，而且在现实关系之中，牛家和倭国的孙家也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到那里去发展不会差。在牛云想着转区发展的时候，秦风疯狂屠杀玩家这事儿也传到了国外。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欧陆大区、偷国大区、倭国大区、恒河大区以及泛美大区这些地方玩家一听到华夏玩家之间起内讧了，顿时就激动了。一时间，天意这个 ID 以及其所做的那些事儿，瞬间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登上了这些大区游戏论坛的头条。高丽大区神域游戏论坛，在一篇名为26级大佬强势虐杀低等级玩家这视频帖子的评论区里，一个个高丽玩家喜出望外，疯狂发帖。哟嚯嚯，终于起内讧了吗？华夏玩家传统异能再现。众所周知，华夏玩家最喜欢内讧了。游戏开服的时候，这些华夏玩家还说这一次肯定能超过我们高丽，说什么剑指亚细亚第一游戏强国。我感觉这一次我们高丽又稳了呀。就现在这情况，日后开启大区战争的时候，我们高丽玩家可不就起飞了？泛美大区论坛，哇，这个华夏玩家也凶残了吧，居然一个人堵着这么多玩家开杀。幸好这人没出现在我们泛美大区，感谢上帝，感谢圣母玛利亚。杀吧，多杀一点，全杀光了最好。到大区战争的时候，我们泛美大区就又能拿第一了。这个人好变态啊，我觉得肯定是他们不环保的原因，他们那边的空气太臭了，这才导致了这人心里如此的扭曲。倭国大区论坛，华夏这次又完犊子了呀，好不容易才有110来个主城玩家，一下子就被这个天意给弄没了差不多一半。华夏人去死，大倭国万岁！
恒河大区论坛。说句老实话，华夏虽然人很多，经济也比我们好，但是在游戏这一块上，华夏距离我们还是有赤道那么长的距离的。瞎说什么大实话，真是的。欧陆大区论坛，华夏大区的工会是干什么吃的？那么多工会居然拦不住一个人。照现在这情况，估计以后的大区战争就没华夏大区什么事儿。我也觉得，我们还是多盯着泛美大区那边吧。撤了。外服的各大游戏论坛之上，几乎绝大部分的国外玩家都因为这一次的屠杀而看衰了华夏大区，认为经历过这场人为的浩劫之后，华夏大区再无可能和其他大区角逐第一大区的机会。要知道，神域游戏每提升一级都是非常的困难的，而秦风这一次几乎将华夏大区这些天产生的所有主城玩家都给杀绝了。在主城玩家的数量之上，华夏大区就已经落后了其他大区非常远的距离。然而，和这些普通玩家不同的是，外服大区的那些高端玩家却是一脸的震惊，原因无他，只因为秦风的伤害太离谱了，无论什么等级的玩家面对上秦风都扛不住一刀，而这着实将这些高端玩家吓得一激灵。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大区战争之中获取到最大的利益，也为了提高自己面对上秦风之时的存活几率，这些高端玩家瞬间就收起了心中的得意，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游戏之中。然而，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等级提升的越快，秦风将来从他们身上拿到的收益也就越大，更不知道他们所在的大区已经登上了秦风的屠戮名单。话分两头，再说回枫叶城。时间回到十几分钟之前，在秦风传送回新手村之后，房顶上的陈天阳和卡莱尔也准备动身离开此地了。等待着他们的事情还有很多，他们需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把秦风诛杀一人的事儿传播到整个枫叶城，乃至于整个枫叶帝国，提前替秦风造势。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动身之际，两人却是在同一时间察觉到了一阵无比强大的波动从地下深处传了过来。刹那间，一股恐怖的虹吸之力从地下传来。最开始的时候，这道虹吸之力波及的范围还比较的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道虹吸之力所能影响到的范围却是越来越大。在这道虹吸之力的抽取之下，一个又一个的枫叶城居民变成了一具具干尸。见到这等场面，陈天阳和卡莱尔同时一愣，以他们的见识，竟然也在一时之间无法搞清楚这灾劫的来由。恰在这一刻，一道急促的警报之声从枫叶城传讯塔的位置传了出来。听到这道具有着独特节律的警报之声，陈天阳和卡莱尔的脸色均是变得无比的难看。他们知道，这种警报之声意味着枫叶城范围内出现了领主级别的地窟魔物。轰隆！在陈天阳和卡莱尔反应过来之时，一道无比沉闷的响声从他们脚下的大地之中传了出来。下一刻，一个巨大的天坑出现在了不远处的一处地面上。那里原本属于一片居民楼，可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幽深至极的坑洞。无边无尽的邪力从这个坑洞之中疯狂涌出，在这股邪力的侵蚀之下，周遭倒塌的建筑物迅速腐朽。只是一个瞬间，这片区域就变成了堪比地窟内部的荒凉之地。而后，一个满身都长着眼睛的怪物从坑洞之中爬了出来。看着眼前这个长满了眼睛的怪物，陈天阳心底闪过一声声惊呼：居然是邪魔领主！这种等级的地窟生物的分身怎么可能出现在枫叶城？究竟是他妈的谁在搞我？想到这里，陈天阳心中掀起了滔天狂怒。像枫叶城这样的大型城市都是有教廷的法阵的，一般情况之下，邪魔领主这种等级的地窟魔物一旦靠近了枫叶城，就会强行触发枫叶城的防御法阵。但如今这样一个领主级魔物的分身，居然就这般悄无声息的就出现在了枫叶城之中。陈天阳清楚，这背后一定有人在搞鬼，而且还不是最近才开始的，可能在很多年之前，那人便已经开始了布局。陈天阳左思右想，瞬间便确定下来了几个可疑人员。但此时这般危机情况却不允许他向想象之中的敌人复仇。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灭掉眼前的邪魔领主分身，保住枫叶城。枫叶城是陈天阳最为重要的政绩，是他竞争皇位的最大依仗。在这件事的面前，其他的事情都得往后面烧一烧。想到这里，陈天阳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直接就动用城主令牌，发动了紧急战争动员。一瞬间，整个枫叶城里所有的70级以上的强者便动了起来，朝着邪魔领主的方位而去。而后，驻扎在枫叶城周围的军队也穿上了战甲，进入到了枫叶城之中。片刻功夫过后，枫叶城所有70级以上的强者便到达了战场，其中有城防军首领78级的7阶战士维克托，魔法师公会枫叶城首席大法师索尔，佣兵公会枫叶城分会会长古德里安，神域大陆传奇锻造大师欧拉，以及和秦风存在着非正常交易关系的米特尔家族大小姐海瑟薇。看着这些强者的到来，陈天阳心神大定。在陈天阳看来，有这么多强者的驻守，再加上即将到来的镇守军队，剿灭一个的窟领主的分身，也并非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儿。想到这里，陈天阳决定暂时不向帝国求援，尽量将这件事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然而，陈天阳不知道的是，他的这一想法却是正中欧内斯特下怀。此前，为了复活自己的工具人克罗索，欧内斯特的这一具分身耗费了大量的能量，再加上强行降临到表世界的损耗，直接就让他从90级的神阶一段跌落到了80级。为了尽快恢复实力，欧内斯特复苏的那一刻，便发动了他的领主级技能得窟领主的侵蚀，将枫叶城的传讯塔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虽然他的反应还是慢了一点点，让传讯塔在第一时间放出了警报，让枫叶城里的强者知道了他的降临，但是这一切对于他而言却是可以承受的。只要能阻止枫叶城向外界求援，他就有信心将整个枫叶城变成他的猎场，把枫叶城的生灵变成他恢复实力所需要的能量。不过，想要做到这一点，
还是需要动用一点小心思的。在很多年之前，欧内斯特便已然和一个男人达成了合作，并且知道镇守着枫叶城的陈天阳在枫叶帝国之中拥有着怎样的地位。以陈天阳的身份，即便传讯塔失效了，他也有办法向外界求援。而欧内斯特此时要做的，就是陪陈天阳演一场势均力敌的对手戏，给陈天阳一种他自己可以的错觉，延后陈天阳求援的时间。另外的话，就是向他的合作者传递一个讯息，让那人设下封锁圈，堵住那些可能会传达到帝都的消息。想到这里，欧内斯特便激活了工具人克罗索身体上的一处印记，告知了远在帝都的那位合作者他已然降临的事实。做完这一切之后，欧内斯特扮出一副刚刚才清醒过来的模样，睁着他身上那成百上千的眼睛，故作迷糊地看向了四周。看着把自己团团围住的枫叶城强者，欧内斯特无比灵敏地控制起了他的瞳孔。只见他那数千只眼珠子之中，那蓝颜色的瞳孔骤然就是一缩，仿佛是在畏惧着什么。觉察到欧内斯特的反应，陈天阳大喜过望，这个地窟领主居然在害怕，他应该不是全胜状态。也对，能用这种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出现在枫叶城之中，即便对于这种等级的地窟生物而言，应该也是不小的负担。想了一会儿之后，陈天阳肯定了自己心中的猜想。下一刻，他伸出左手往前一指，口中大声喝道：“杀！”话音落下，枫叶城的一众强者手上便有了动作，他们围着欧内斯特展开了绞杀。与此同时，哒哒的马蹄声也从远处的街巷里传了过来。片刻功夫过后，一大批身穿着帝国制式战甲的士兵出现在了战场之上。这些士兵身上的战甲是纯黑色的，上面还有着密银勾勒出的条纹，明显是经过了特殊覆磨的。不光是这些士兵身上的战甲，他们手中武器的品质也是非常不错的。无论是长枪、刀剑又或者是弓箭，其上都有着淡淡的密银回路，光是看了一眼便能让人感觉到这些武器那恐怖的威力。除开武器装备，这些士兵本身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他们之中就没有一个等级在50级以下的，是精锐之中的精锐。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看着自己的这些士兵，陈天阳意气风发，指挥着士兵对准战场之中的欧内斯特便发动了攻击。在士兵和枫叶城强者雨点般的攻击之下，欧内斯特节节败退，气息也逐渐衰败了下去。见此状况，陈天阳更是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认为凭着这么多的士兵和枫叶城里的强者，不出半个小时，他就能把欧内斯特给灭掉。然而6个多小时过去了，欧内斯特依旧安然无恙的节节败退着，其身上的气息也衰败到了极点，仿佛下一刻就要倒下。看着战场之中疯狂飙演技的欧内斯特，陈天阳都快把自己的牙齿咬碎了。在过去的6个多小时之中，每时每刻欧内斯特都是这般模样。但每当陈天阳想要再进一步扩大战果之时，欧内斯特总是能在绝境之中寻找到一丝生机，安然无恙的躲避过去。最开始的时候，陈天阳还疯狂的欺骗着自己，这一切都是欧内斯特的运气。但到了此刻，即便陈天阳再如何不愿意承认，他都无法再骗自己了。毕竟他活了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哪个的窟生物能够凭着运气，在这么多强者和士兵的联合围杀之下存活整整6个多小时。马勒隔壁的，他在跟我演戏。陈天阳在心中怒骂着。片刻之后，陈天阳无比不忍地捏碎了一枚枫叶帝国皇族专用的传讯令牌。啪的一声，碎掉的皇室令牌化作了点点光粒。下一刻，一道光幕出现在了陈天阳的面前，而光幕的那一头连接的则是皇室内务府。三皇子殿下，您，枫叶城被领主级魔物攻击，请速速通报陛下，一旦延误战机，枫叶城将荡然无存。陈天阳也不跟内务府的人绕圈子，说完这句话之后，他便挂断了通讯，将目光放回了欧内斯特的身上。看着场中那头演技精湛无比的魔物，尽管陈天阳气得牙痒痒，但却拿这东西没有一点的办法。能这样遛狗一样玩弄着他们，便意味着这只魔物的实力远在他们之上。在此情况之下，哪怕此时的陈天阳已然知道了欧内斯特的把戏，但是在支援到来之前，他就算再如何的不愿意，也得陪着这个魔物把这场戏给演下去。然而此时的陈天阳却是不知道，他脚下的大地早就被欧内斯特给侵蚀掉了，他此前的每一个动作都被战场之中的欧内斯特看在了眼中，其中自然也包括了他求援的那一幕。终于反应过来了吗？那我就不跟你演戏了。想到此，战场之中的欧内斯特气息顿时就是一变，滔天邪气直冲天际，将笼罩在枫叶城上方的白云都染成了黑色。在此前的6个多小时的战斗之中，欧内斯特除了跟陈天阳飙演技，还悄咪咪的做了另外的事情。他利用自己的领主技能邪谋领主的侵蚀，将大半个枫叶城里来不及撤走的居民给侵蚀掉了，拿到了巨量的生命能量。与之相应的，他的状态也随着疯狂提升，比起刚刚复苏之时好了何止10倍。想到这里，欧内斯特也不犹豫，直接催动起了体内的能量，全力发动了一个威力超强的技能生命虹吸。下一刻，一股庞大的抽吸之力以欧内斯特为圆心，将方圆2公里的范围都给笼罩了进去。感觉到这股强大的抽吸之力，陈天阳心中顿时就升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扯开嗓子就开始大喊：“快跑！”然而陈天阳的反应终究是慢了。只见战场之中每一个士兵的身上都出现了一道粗如水缸的黑气，这道黑气很长，一头连着战场之中的士兵，另外一头则是连接在地窟领主欧内斯特的身上。下一刻，这些数量多如牛毛的黑气便开始了抽吸。在这些黑气强大的抽吸之力下，战场之中的士兵均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消瘦了下去。片刻过后，这些被黑气笼罩的士兵便化作了一具具白骨，被风一吹，白如雪莉的骨灰便在整个战场之中飘摇了起来，将本是剩下的枫叶城染成了隆冬。看着眼前的一切，陈天阳面如死灰。完了，
一切都他妈的完了。但是邪眸领主的攻击并不会因为他的哀痛而终止，反而愈演愈烈。瞬间抽空了场中士兵的生命能量之后，欧内斯特把抽吸的目标放在了观望于城外的百姓身上。下一刻，生命虹系的波及范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扩张，瞬间就把整个枫叶城笼罩在了其中，朝着城外的百姓便蔓延了过去。感受到这一变化，陈天阳眼神一寒，也顾不得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径直便冲进了战场之中，举着法师杖对准欧内斯特便释放出了自己最强的攻击魔法。发出攻击的同时，陈天阳冲着一众枫叶城强者大喊道：“拦住他，绝不能让他得逞！”此刻，陈天阳培养多年的5000多名精锐战士已然全部交代在了这里。若是再让欧内斯特把枫叶城的百姓全部杀光，别说争夺皇位了，他自己的小命都不一定能保得住。毕竟他的老父亲可不是什么善茬，这些年弄死的皇子也不在少数，他可不想步他那几个兄弟的后尘。看着身份尊贵的帝国三皇子都冲了上去，出工不出力的一众枫叶城强者心肝都在发颤。对他们来说，那些平民死绝了都没有多大的关系，反正头上还有个陈天阳顶着，帝国皇帝降罪也不会把主要目标放在他们的头上。但陈天阳若是死在了这战场上，可就不一样了。要知道，陈天阳可是帝国的三皇子啊，是那个暴躁老皇帝的亲生儿子。老皇帝宰自己的儿子，那叫家务事儿。但若是别的人动了他的儿子，那事情可就闹大了。就老皇帝那残暴的脾气，他都能把那人祖宗18代的骨灰扬了。想到这里，枫叶城强者便舍生忘死的往前冲，不要命的把技能朝欧内斯特的脸上甩。然而，此时的他们又怎么可能抵挡得住杀心暴涨的欧内斯特？凭借着自身超高的属性，欧内斯特硬生生抗下了枫叶城强者的攻击，硬撑着将生命虹吸的波及范围扩散到了极致，将城外还未逃远的一众枫叶城百姓全部笼罩在了他的感知之中。下一刻，一道道粗如水缸的黑气便从欧内斯特的身体之中钻出，这些黑气的速度非常之快，不到半个呼吸的时间，这些黑气便找上了各自的目标。刹那间，天地之中呼啸起了一阵阵的风声，这呜呜的声音就像是无数百姓在哀鸣。但此刻的百姓已不能发出哀鸣，因为他们的时钟在黑气降临的那一刻便停止了摆动，他们的身体也在那一个瞬间变成了一颗颗无比轻柔的雪粒子，轻飘飘地荡漾在了无边旷野之中。嗡嗡嗡嗡嗡，伴随着一道道黑气的回缩，欧内斯特的状态急速回升，一瞬间便恢复到了84级。一旦让他彻底消化完此前掠夺的生命能量，他的实力还会继续增长。此消彼长之下，局势瞬间便逆转了过来。枫叶城强者节节败退，而欧内斯特则是携带着滔天邪气，步步紧逼。砰！退后之际，一个枫叶城的强者躲避不及时，瞬间便被欧内斯特给扯碎了肢体，血雨从天而降，将整个战场都染成了令人绝望的红色。见着这一幕，所有枫叶城的强者心跳顿时就漏了一拍。此时的他们已然知道，眼前的这个领主级魔物绝非他们这些人所能力敌的。继续与其对战下去，他们100%要步此前那些袍泽的后尘。但此刻，他们却不敢退，因为陈天阳还在前面顶着。一旦他们退了，无论陈天阳有多少的宝物，他都会在顷刻间被欧内斯特给弄死。一旦让陈天阳死在了这里，这些强者的家族也就完了。无奈之下，枫叶城的一众强者只能硬着头皮顶上去。他们不求此战可以得胜，只求事后帝国皇帝能看在他们牺牲了的份上，饶过自己的家族。其中自然也就有米特尔家族的大小姐海瑟薇。不惧生死之下，枫叶城的一众强者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竟是重新将战线给稳住了。看着眼前这一个个状若疯魔的枫叶城强者，欧内斯特心底没有半点波澜。短时间的爆发谁都可以做到，但这种爆发终究有到头的那一刻。而当那一刻来临之际，便是这些枫叶城强者殒命之时。欧内斯特有条不紊地等待着，然而等着等着，他却等到了一扇大开的传送门。看着出现在空中的传送门，忧心忡忡的卡莱尔总算显露出了轻松的笑容。早在欧内斯特出现之际，卡莱尔便动用了秘术，向教廷传达了领主级魔物出现在枫叶城的消息。此时此刻，教廷的支援终于到了，虽然不是很早，但是却来得非常的及时。看着这道大开的传送门，看着从里面走出来的那20多个强者，枫叶城的一众大佬心情顿时就是一松。帝国的增援终于到了吗？哈哈，这下不用死了，哈哈，这下不孤单了。这么多人，我抹点阳功应该没有人发现吧？应该不会。保命要紧。咦，这些人给我的感觉怎么不太对劲？这是教廷的人，这人居然是教廷银月骑士团的副统领隆德施泰德。我靠，这下有救了，活了，活了。一开始的时候，枫叶城的诸位强者都以为是帝国的支援赶来了，然而在细看之下，他们才发现这些前来支援的人居然全部都是教廷的神殿骑士，其中领头的那一位居然还是银月骑士团的副统领。战场之中，陈天阳也看到了前来支援的教廷神殿骑士。看到这些人的那一刻，陈天阳长长松了一口气。有了这些教廷骑士的帮助，这一次的难关兴许就能轻松的度过去，让他不至于被自己的老父亲拿掉性命。身家性命没有了危险之后，陈天阳便开始构思起了如何替自己脱罪。眼下枫叶城的精锐守军被他打空了，城中百姓也是所剩无几。一旦让这事儿传到他的皇帝老子耳朵里，他就将迎来无比沉重的处罚。但这却并非是无法可解的，只要此战能够顺利绞杀掉欧内斯特的分身，只要他能在皇帝老子降罪之前找到那个在背后陷害他的人，并搜集到足够的证据，他就能够脱罪，甚至还有希望立大功。一想到此，陈天阳瞬间便痒得百爪挠心。
他想要脱离战场，找个安静的地方，抽丝剥茧的开始复盘。反正神殿骑士团都已经来了，少他一个陈天阳也没多大的事儿。可谓是想睡觉就有人送枕头。正当陈天阳思索着如何在不影响自己名声的情况之下离开战场之时，隆德施泰德便挺着下巴走到了他的跟前，傲慢道：“三皇子殿下，此辽无比凶狠，而您的身份尊贵至极，您还是找个地方先去歇息吧。这个魔头就交给我们银月骑士团吧。”听到隆德施泰德的提议，陈天阳心中一顿暗爽，但是在表面上，他却装出了一副舍生忘死的模样，自顾自地凝聚着魔法，就要和欧内斯特拼个你死我活，俨然一副我不听，我就要报仇的样子。看到他这副固执模样，枫叶城的强者心急如焚。此前银月骑士团不在，陈天阳上场还算能说得过去，但此刻却是不同。隆德施泰德都已经开口了，他们哪里还愿意让陈天阳以身犯险？若是让陈天阳把小命丢在了这里，他们的家族可就完犊子了。一想到此，枫叶城的几位大佬魔物都不打了，齐齐冲到了陈天阳的身边，直接将他挤到了战场的边缘位置。到了位置之后，这些人舔着脸就开始劝慰：“三皇子殿下，您可是万金之躯啊，切莫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啊！”“是啊，是啊，三皇子殿下，枫叶城的百姓可都还指望着你啊！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们怎么跟百姓交代啊？”“殿下，你不能去啊！你要是再固执己见，就先杀了老臣吧。”“殿下，你不可以过去，非要过去就踩着老臣的尸体上吧！”在一众枫叶城强者的一顿狂舔之下，陈天阳不情不愿地离开了战场，站到了一旁，忧心忡忡地观望起了众人的战斗。但事实上，他却是人在心不在，他的思维已然飘到了寻求破局之法的路上。有了银月骑士团的加入，形势再度发生逆转，地库领主欧内斯特再度被压制住了。但此刻，欧内斯特却是一点也不慌。若是此刻来的是教廷的日耀骑士团的话，他可能还会惧怕一点点。但很不巧的是，教廷这一次有点瞧他不起，只派来了一个三流的银月骑士团，统领级别的人物更是只来了一个80级的8阶骑士隆德施泰德。虽然此时的欧内斯特无法强势虐杀这群人，但不要忘了，他的体内还保存着大量的生命能量。一旦将这些能量消化完毕，他就可以凭借着巨大的等级优势，再度将局面扳回来。要知道，到达了8阶之后，每一个等级的提升都会带来巨量的属性收益和能力增幅。若是能够顺利恢复到89级，欧内斯特甚至还能复苏一部分属于他的权柄。想到这里，欧内斯特一边和银月骑士团以及枫叶城里的强者周旋了起来，一边等待起了等级的复苏。在枫叶城战局再度扭转之时，秦风也等来了计划之中杂碎们的最后一次复苏。神域之中，玩家被杀到负经验之后，第一次被击杀，其复活时间就会增长到30分钟。在此之后，每一次被击杀都会让这个复活时间翻倍。在过去的7个小时里，秦风一共杀了这些玩家4次。完成了这最后一次击杀之后，秦风就准备前往枫叶城收人头了。撑起虚弱的身子，秦风忍受着暴血的后劲儿，走向了刚刚复活的一众杂碎。由于之前被秦风杀破了胆，这些杂碎都下线了。尽管此时的秦风已然无比的虚弱，但还是很快就将这群杂碎给送回了复活点。叮咚，你击杀了科莫多巨龙，该玩家当前等级为1级，负4万点经验值，复活时间8小时。叮咚，你击杀了土豆烧洋芋，该玩家当前等级为1级，负4万点经验值，复活时间8小时。叮咚，你击杀了一只小仙女，该玩家当前等级为1级，负4万点经验值，复活时间8小时。听着这些杀戮提示，秦风心满意足地走向村口的传送阵，前去枫叶城收人头。走的时候，秦风还记下了第一道提示音响起的那个时间点，想着8小时之后再来宰杀这些畜生。2分钟过后，秦风走出了复活广场，来到了传送阵之前。下一刻，传送阵泛起一道亮光，将秦风送回了枫叶城之中。刚一到达枫叶城，秦风便注意到了半空之中正在和 NPC 们激战的邪魔领主欧内斯特。但是这一看之下，却是让秦风皱起了眉头。由于枫叶城只是最初的主城，城里等级最高的 NPC 也就只有78级，压根儿就没有一个到达80级的。不过他们等级虽然比较低，但人数却是不少的。米特尔商会有2个，魔法师协会有4个，佣兵工会有3个，城防军那边有2个，城外驻守军队里还有4个军团长，林林总总的加在一起，枫叶城里等级超过70级的 NPC 足足有20多个。按理来讲，这么多70多级的强者，只要不是太魂，就算是耗也能把欧内斯特的状态给耗下去的。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枫叶城里的这些 NPC 居然混得如此的离谱，和欧内斯特打了整整7个小时，居然还打得你来我往的，不但做不到碾压欧内斯特，连维持战局的均衡都异常的艰难。秦风要是再晚来个一会儿，枫叶城估计都要被欧内斯特给推平了。然而这还不是最让秦风吃惊的。观察了一会儿之后，秦风越看越不对劲。在他的记忆之中，枫叶城里70级的 NPC 只有20多个，但此时和欧内斯特交战的居然有30多个人。仔细一瞅，居然从这些人里看到了将近20个光明教廷的神殿骑士。这些个神殿骑士人人都挂了彩，模样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坏事了！这群瘪犊子把欧内斯特喂起来了。一瞬间，这个念头便从秦风的脑海之中浮现了出来。想到这里，秦风也不再犹豫，拖着虚弱的身体就朝着战场之中走去。暴血状态就在6个半消失之前解除了，此时的秦风已经进入到了暴血之后的虚弱期之中。虽然直接开启8度暴血就可以解开这种虚弱状态，但是此时的秦风还不知道欧雷斯特这一世的这具分身是个什么情况。贸然开启暴血冲上去，除了浪费暴血的持续时间，并没有其他什么卵用。为此，秦风只能强忍着身体之中的虚弱，慢慢走向战场边沿。一边走，
秦风一边感知，寻找着可以释放探查术的位置。感受到一道熟悉精神力的出现，卡莱尔颇为疑惑地回过了头。在看到秦风的那第一眼，他的心底便升起了无穷的喜悦之情。无他，此前的卡莱尔可是见证过秦风如何屠杀那群异人的。从那时的秦风身上，卡莱尔感受到了一股比隆德施泰德还要强大的战力。在他看来，只要秦风到场了，自己这一方就能增加很大的胜算。但是卡莱尔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太久。经过一番感知之后，卡莱尔发现秦风此时的气息已经跌落到了谷底，给他的感觉还不如一个40级的战士。关心之下，卡莱尔3步并作2步，迅速奔到了秦风的身边，急道：“天意，你怎么了？是那门秘术的反噬吗？你都这样了，为什么你还要来？你怎么这么傻？你快走啊，这里很危险的！你给我走！你不要命了吗？你怎么还往前来？”卡莱尔连连劝阻着，但是秦风就跟听不见他的劝阻一般，非常固执的一步步走向战场中心的欧内斯特。硬抗了7个多小时的虚弱期之后，秦风已然没有了力气回答卡莱尔的话。此时的他只想再走近一点，早点看清欧内斯特的状态。看着秦风缓缓挪动着步子，一步步的走向战场，卡莱尔感觉自己的心好疼。此刻的他已经猜到了，秦风这是准备开启秘术迎战欧内斯特，而任何的秘术都是有着巨大代价的。就比如他此前施展的大祝福术，其代价便是自身属性点下降1半，且终生不得再度施展。虽然不知道秦风所施展的那门秘术的代价有多大，但在卡莱尔看来，那种能让实力暴涨的秘术的代价绝不会比大祝福术小多少。秦风此刻的状态便是最好的证明。但不论卡莱尔再如何心疼，他也知道凭他自己是阻止不了秦风的。他和秦风接触的时间虽然很短，但他也摸清楚了秦风的性格。这是一个说一不二的男人，一旦决定了的事情，十头牛的拉不回来。不过他虽然阻止不了秦风，但帮助秦风恢复一下状态却是可以的。作为光明教廷的圣女，尽管此时的卡莱尔并没有经过7阶转职，不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但祝福能力却是拉得满满的。想到这里，卡莱尔直接将调动起了自己剩下的所有魔力，释放出了一道高阶治疗术，试图恢复秦风的状态。然而当这道吸干了他所有魔力的治疗术落到秦风头上的那一刻，卡莱尔却是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他发现他的治疗术居然没有用。叮咚，你收到 NPC 卡莱尔的高阶治疗术，由于暴血虚弱期的影响，无效当前治疗术。听到这声提示音，秦风费力地转过脑袋，望向了卡莱尔，缓缓摇了摇头。暴血之后的血线和虚弱都是有锁定效果的，无论是4阶称号屠戮者的吸血效果，恢复药剂的恢复效果，又或者是外部的恢复技能，都是无法冲破这个技能的限制，恢复秦风的状态。若如不然，秦风早就用自己买来的那些恢复药剂把状态提上去了。就秦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说，除开继续暴血，唯一能躲避这个机制的方法，便是利用鲜血魔警的重生效果，强行破除这个限制效果。除开这种技能机制上的办法，其他常规的方式基本上都解决不了暴血的锁血问题。看着向他摇头的秦风，卡莱尔心中无比自责。眼下秦风决意要上战场，卡莱尔拦阻不了，不仅拦阻不了，更是连帮助秦风恢复状态也做不到。卡莱尔自责地埋下了头，贝齿紧咬着嘴唇，在那娇艳欲滴的唇上留下了点点嫣红。恰在这时，秦风指着战场边沿的一个位置开口了：“扶我到那里去，我要看见他。”此时欧内斯特已经复苏了将近7个小时，秦风并不知道欧内斯特的状态，更不知道那群摸鱼惯犯给欧内斯特喂了多少人头。为此，秦风需要谋定而后动，贸然开启8度暴血冲上前去，指不定就会直接白给他。谁？听着秦风的问话，卡莱尔顿时就愣住了，但看到秦风手指的方向过后，他便反应了过来。秦风口中的那个他，便是和一众强者激战的欧内斯特。卡莱尔松了一口气，红着一张脸，搀扶着秦风，快步走到了秦风手指的那个位置上。到达探查之眼的极限使用距离之后，秦风对准战场之中的欧内斯特发动了探查术。下一刻，欧内斯特的信息便出在了秦风的脑海之中。地窟领主欧内斯特，等级88级，正在复苏中，等阶史诗阶，血量711726W 805100W， 攻击力786W 820W， 防御力144W， 技能次神级防御、次神级抗性、次神级恢复、次神级战斗技能，邪眸领主的复苏、邪眸领主的侵蚀、邪眸领主的号令、超感知、弱点解析、遁入虚空、生命虹吸、灵魂污染、生命瓦解射线、地裂、天崩、纠缠绞杀、战争形态、真身降临、积蓄能量中。介绍：本是黑教团的领袖，如今却成为了邪眸领主欧内斯特的躯壳。看完了欧内斯特的信息之后，秦风倒吸了一口凉气。80多亿的血量，144万的防御力，700多万的攻击力，88级的等级，枫叶城的这些人到底给欧内斯特喂了多少个人头？居然让他在短短7个小时的时间复苏到了这等程度。而且这还不是最让秦风意外的，真正让秦风感到诧异的是欧内斯特那无比娴熟的演技。以欧内斯特此时88级的超高等级，再加上他恢复的到9成8的技能，他不但能够完全压制住围攻他的这些人，甚至还有机会做到单杀。但是欧内斯特却没有这样做，他宁愿装模作样的被这些人一点一点的磨掉血皮，也不愿意在彻底复苏、掌握斩杀能力之前轻易动手。这不也太能忍了吧！幸好没有直接开启8度暴血，一旦冲上去就他妈白给了。看着战场之中演得无比 happy 的欧内斯特，秦风心中顿时就有了主意，绝不能让这些摸鱼惯犯继续在战场上停留。以这些人那孱弱的属性点，一旦欧内斯特不装了、摊牌了，面对着那威力恐怖的生命虹吸，他们就会变成一个个免费的加血泵，变成欧内斯特源源不绝的能量。更不能让欧内斯特继续这么复苏下去，一旦让这玩意儿复苏到90级，恢复到了神阶一段的实力，
即便此时的秦风开启了9度暴血，都不一定能干得过他。到那时候，秦风也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笔玩意儿在神域大陆肆虐，最后被教廷的高手派人收拾掉。亏，只是想想都觉得亏。要知道，欧内斯特可是世界副本黑教团的覆灭第3个阶段的 BOSS 啊！在原本的游戏进程之中，这个 BOSS 是要到中后期才会出现的。然而，这一世在秦风的干预之下，欧内斯特提前现世，弄死这个 BOSS 可是会获得无比丰厚的奖励的。就这么说吧，单单是完成这个副本过后，秦风所获得的经验值便足以让秦风直接升到50级。这一点提升看起来很少，但是不要忘了，秦风提升1级所需要的经验值可是普通玩家的10倍。想到这里，秦风眼中顿时爆发出了极其强烈的战意。这一次，他将不会再有任何的保留，他会直接开启9度暴血，用尽自己的全部底牌，把这个丰厚到让他都有些垂涎的奖励吃下来。片刻功夫过后，秦风确定好了作战思路，随时都可以开启9度暴血，冲上去弄死欧内斯特。不过在此之前，秦风还需要再做一件事儿，那便是把这些摸鱼惯犯请出战场。不过这事儿单凭秦风自己却是做不到的，他现在就是一介平民，身份地位全场最低。且不说那些下巴扬的老高，目中无人至极的神殿骑士，就算是那些对他有好感的枫叶城强者，也不会因为他轻飘飘的一句话而离开战场。毕竟继续混着，他们就是英雄；一旦离开，他们就有可能背上临阵脱逃的骂名。环视整个战场，唯二能让这些人乖乖就范的，就只有陈天阳和卡莱尔。想到这里，秦风缓缓转过头，对卡莱尔吩咐道：“让你和陈天阳的人赶紧离开。”啊！卡莱尔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秦风，他不明白秦风是什么意思。那东西还在复苏，你看到的军事都是他演出来的，你们打不过他，留在这里只会是我的阻碍。秦风虚弱地解释着，但眼眸之中的战意却是愈发浓烈。听到秦风的解释，卡莱尔忍住心中涌起的反驳念头，紧紧地闭上了那张蠢蠢欲动的嘴。此刻的秦风虽然虚弱到走路都需要人搀扶，但当卡莱尔的视线接触上秦风的那双眸子之后，他却从这个男人的眼睛里看出了如同神山一般不可动摇的笃定。看着秦风的眼神，联想起此前那些被欧内斯特抽取的生命能量，这一瞬间，卡莱尔毫无保留地相信了秦风。我做不了主，我带你去见陈天阳。在卡莱尔的搀扶之下，秦风很快就来到了一处废墟之中。这处废墟是银月骑士团动用秘术建立起来的，不仅能加快伤势恢复的速度，很能抵挡住欧内斯特的侵蚀，让其无法确切感知到废墟之中的具体情况。刚一踏入废墟之中，一道目光便朝着秦风扫了过来，那疑惑的目光仿佛在说：“兄弟，你也来摸鱼了。”循着目光回望过去，秦风看到了一个个枫叶城强者正相互依靠着，嗑着药剂恢复着状态。由于有探查之眼的存在，秦风一眼就能看出这些人的真实状况远比他们表现出来的要好太多。都特么养这么肥了，还特么摸鱼。看着这些摸鱼惯犯，秦风心里就来气。可气归气，但在表面上，秦风却是没有显露出来半点。毕竟看破不说破。与目光老辣至极的秦风不同，卡莱尔并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战斗，没有足够战斗经验的他，没有看穿这些摸鱼惯犯的伪装。看到这些枫叶城强者一个个灰头土脸的坐在地上，表情痛苦的忍受着伤痛，卡莱尔的小心脏就开始抽抽。也不浪费时间，为了尽快结束这场苦战，卡莱尔快步走到了陈天阳的身边，提议道：“我有办法解决欧内斯特。”听到这话，陈天阳瞬间就抬起了头，停止了那场在他脑海之中盘桓了良久的分析。圣女冕下，有什么办法？你直说便是。听到陈天阳的回答，卡莱尔面色凝重地走到了秦风的身边，掷地有声道：“天意就是我的办法，只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卡莱尔之所以如此说，一来是在向陈天阳表明自己的态度，二来是把原属于秦风的责任揽到了自己的身上。一旦秦风没有完成他此前给出的承诺，贻误战机的黑锅就会被卡莱尔亲手接过来，并扣到自己的头上。听着卡莱尔的话，陈天阳眼中闪过了一丝微不可察的犹豫之色。作为帝国三皇子，经历过无数朝堂肃老熏陶的陈天阳，非常轻易的就听出卡莱尔话语中的潜台词。他想替天意背锅，这是不是意味着天意的办法有风险？不管了，听听再说。一番思量之后，陈天阳调转过目光，看向秦风，缓缓开口道：“天意阁下，你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话音落下，秦风缓缓抬头，无比费力地回答道：“你们所有人退后5公里。”此话一出，全场皆惊。废墟里，无论是受伤的神殿骑士，还是摸鱼的枫叶城强者，每一个人都用一种看傻逼的眼神看向秦风。天意阁下，你开玩笑的吧？我们这么多人都不能战胜的欧内斯特，你居然想单挑？混账东西！你什么身份？胆敢指使我们神殿骑士后退？圣女冕下，万万不可听信这妄图的谗言啊！团长就快要击杀掉那个魔物了，万万不能听信他的谗言，无端冒险啊！三皇子殿下，哈夫骑士说的对啊，我们就要得胜了，可不能再添变数了呀！圣女冕下，此人气息如此虚弱，他怎么可能拥有解决掉欧内斯特的实力？我看他就是个骗子，说不定还是被欧内斯特侵蚀的细作，你莫要被他蒙骗！无耻之徒，胆敢欺瞒圣女，我宰了你！枫叶城摸鱼惯犯和神殿骑士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是激愤。其中那位名叫哈夫的骑士更是怒不可遏，做事就要抽出骑士剑削掉秦风的脑袋。然而就在他拔剑的那一刹那，卡莱尔却是一个闪身就冲到了他的面前，怒声呵斥道：“哈夫骑士，你是在质疑我的判断？”卡莱尔的声音无比的严厉，哈夫骑士缩了缩脖子，目光凶狠地瞪了秦风一眼，便退回了原位之上。见带头的哈夫被卡莱尔呵斥，其他的几个神殿骑士也收起了蠢蠢欲动的心思，站在了自己的位置上闭目养神。光明教廷是个规矩极森严的地方，除开教皇，教廷之中地位最为尊崇的便是圣女卡莱尔。此时
教皇格里高利不在，话语权最重的便是圣女卡莱尔。他们可没那胆子公然违抗圣女的命令。看着这场大戏，陈天阳沉默不语，暗自盘算了起来。既然神殿骑士这群废物没有试出秦风的底气所在，那就让维克托再来尝试一遍吧。若是他真有实力，那就让他加入到战场之中，配合着隆德施泰德干掉欧内斯特。想到这里，陈天阳便把手背在了身后，朝着维克托将军打了个手势。对于这个手下的悟性，陈天阳向来都是非常满意的。维克托也是个人精，看到那个手势的一瞬间，他就明白了陈天阳的意思。他清楚陈天阳这是不想当恶人，不想公然服了卡莱尔的面子，是在让自己当那个背锅的。不过人在屋檐下，又怎能不低头？吃着陈天阳的，用着陈天阳的，如今陈天阳有命令，他又怎么敢不从？一念及此，维克托站起了身子，缓缓开口道：“天意先生，你的勇气让我敬佩，胆子你是有的，可是本事呢？你凭什么嘛？让我们这么多人相信你有能力干掉欧内斯特的分身？”话音落下，场中剩下的几个枫叶城大佬也跟着架梯子。是啊，维克托将军说的对啊，欧内斯特可不是什么好相与的角色。你若是没有那本事，就别在这儿捣乱了。天意小儿，羞得口出狂言！要不是看在你击杀过戴英的份上，老夫早就一巴掌拍死你了。就你这副虚弱到走路都需要人搀扶的样子，你还想单挑欧内斯特？从哪儿来回哪去吧！听着这些议论，秦风并没有应答，因为他知道这些人并不是决策者，真正的决策权一直都在陈天阳的手中。秦风直勾勾地看向陈天阳眼睛，辨别着对方的反应。片刻过后，他便从陈天阳的耳眼睛里品出了一丝夹杂着期待的审视。这种审视的目光虽然让秦风非常的不舒服，但其中夹杂着的那抹期待，却是让秦风看出了陈天阳的动摇。搏一把，他要是答应我就上，不答应的话，就只有跟紧欧内斯特，找机会抢人头了。一念及此，秦风直接开启了8度暴血，一瞬间，暴血后的虚弱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强大到无可匹敌的气息。感受着秦风那暴涨的气息，除去对秦风深信不疑的卡莱尔，无论是枫叶城里的摸鱼惯犯，还是骄傲至极的神殿骑士，亦或是心思深沉的三皇子陈天阳，均是张大了嘴巴，一脸震撼地看向了秦风。天意先生，您都已经虚弱到了这种程度，居然还可以动用那门秘术？维克托愣愣地看向秦风，眼神之中的试探意味消失得一干二净，嘴里的你字更是不知不觉的就换成了敬语您。这一切是如此的自然而然，只因为他从秦风身上感知到了那丝毫不弱于欧内斯特的力量。先前说秦风是小儿，说秦风大放厥词的魔法师公会首席大法师，老脸顿时就是一红，支支吾吾着嘟囔了半天，也没放出一个完整的屁来。除开这两人之外，那个对着秦风拔剑的神殿骑士哈夫更是羞愧到无地自容。他的实力虽然不行，但也磕磕巴巴的混到了70多级，自然可以感觉得到秦风那无比恐怖的战斗力。其他的几个神殿骑士则是一脸庆幸的看向刚刚经历了社死的同伴，眼睛里那得意庆幸之韵味，若是仔细描述出来，写个万字短篇小说都是绰绰有余的。与这些莽夫不同，陈天阳不愧为皇家子弟，短暂的震惊之后便迅速缓了过来。只见他往前迈了几步，一脸严肃地问道：“天意先生，你有把握吗？”把握自然是有的，只不过这要看你们能配合到什么程度。只要你们可以保证周遭5公里范围之内没有任何大型生命体存在，我就有100%的把握弄死他。虚弱状态解除之后，秦风说话也不用那么费劲了，于是便把自己的顾虑仔细解释了出来。大型生命体，这周围已经没有了啊，都被欧内斯特给侵蚀完了。天意先生，你看要不这样吧，我们就不走了，我们给你打下手，尽快弄死欧内斯特。我也觉得可以，以天意先生的实力，加上我们，再加上银月骑士团诸位骑士，我们解决掉欧内斯特还是很有希望的。秦风的话音刚一落下，枫叶城的那些个摸鱼惯犯便你一句我一句的替秦风更改起了计划。在他们看来，有了秦风这样一个不弱于欧内斯特的强援，再加上他们这些强力帮手，弄死欧内斯特岂不是轻松加愉快？想到了这里，这些个惯犯便畅想起了战胜欧内斯特之后所能够获得的嘉奖。和陈天阳这个第一责任人不同，无论枫叶城被糟蹋成了什么模样，只要他们最终弄死了欧内斯特，帝国皇帝陈胜哪怕心底再怎么不爽，都会为了稳住那些替帝国办事的强者，捏着鼻子嘉奖他们。看着眼前这些鸡一嘴鹅一嘴的摸鱼惯犯，秦风强忍住揭穿他们老底的冲动，耐着性子解释了起来。欧内斯特的实力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弱小，他此前一直都在跟你们演戏，你们在他的眼中就是一堆会蹦跶的食物。他之所以不一鼓作气弄死你们，只是因为现在的他没有那个能力在一瞬间把你们全弄死。他不希望你们跑掉，一旦让他感受到生命威胁，他就会彻底撕开伪装，到那时候你们就会成为他的抽血泵。话音落下，摸鱼惯犯们纷纷露出了恍然大悟状，言语上还映承着秦风，但在心底他们却是暗自腹诽着。啧，为了独吞功劳，这种话都说得出来，真不害臊。这也太会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吧，我们就抽血泵，你就是大英雄，这不扯淡吗？别想独吞了，也不怕撑死。就陈天阳那性子，他能听你的才怪，扯得一手好谎啊。不过坏人我就不当了，让陈天阳去吧。见枫叶城的一众强者应承着秦风的提议，陈天阳都快要气炸了。以他的见识，他如何看不穿这些老东西心中是咋想的？但是没办法，枫叶城就是他的命根子，他可不敢去冒这么大的险，让秦风一个人去单挑欧内斯特。思虑一番之后，陈天阳厚着脸皮试探道：“天意先生，要不还是跟银月骑士团还有我们一起上吧？我们之前和欧内斯特交手过，他可没你说的那么玄乎。”听到陈天阳的提议，秦风脸色就是一变，他都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了，陈天阳居然还是这么一副畏首畏尾的样子，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看来还得给你上的猛药。秦风心一横，
直接就撂下了一句狠话：“我就这条件，能答应我上，不答应我撤。”说完这句话之后，秦风不顾卡莱尔的牵扯，转身就往废墟之外走去。走的同时，秦风在心中默数：1、2、3字还未数出，陈天阳的声音便在身后响起了：“我答应你了。”说完这句话之后，陈天阳直接掏出城主令牌，发出了撤退的信号，生怕秦风反悔。与此同时，一直准备着的卡莱尔也发动秘术，将自己的命令送到了银月骑士团众位骑士的耳中。下一刻，场中激战的20多位强者均是面露疑惑之色，但是在领头之人的命令之下，他们还是光速离开了战场，朝着废墟所在之处而去。见着围着自己的食物胆敢后退，欧内斯特眼眸中寒光一闪，作势就要拦住这些人的去路。然而还未等他有所动作，他便感知到了一股强大到足以威胁到自己的熟悉气息。朝着感知传来之处望去，欧内斯特在一处废墟旁看到了一个危险至极、浑身血气的男人。看到这个男人的一瞬间，欧内斯特瞳孔猛地就是一缩，他认出了秦风。由于秦风的原因，欧内斯特不得不浪费大量的能量，提前降临到了表世界。此时仇人相见，欧内斯特的杀心不可遏制地生长起来。视线相对，察觉到欧内斯特的视线锁定在了自己的身上，秦风淡淡一笑，直接开启了9度暴血。叮咚，你发动了专属技能暴血，开启7度暴血，获得512倍全属性增幅，血量上限提升，当前血量所死，不享受增幅，血量下降一半，持续30分钟，结束后将面临12个小时的虚弱期，可以通过再度暴血解除。机械提示音刚一响起，秦风便半蹲到了地上，开始蓄力。得益于9度暴血512倍的全属性增幅，此时的秦风已然不必借助斩龙闪，单凭自己的肢体力量便可以弹射到半空之中。片刻功夫之后，秦风蓄力完成。下一刻，一股巨力便从秦风的脚底透出，落到了地面之上。轰的一声，秦风脚下的方圆500米的地面瞬间塌陷，借助着这道反震之力，秦风刹那间便冲到了半空之中的欧内斯特身前。同一时间，一道血梅花印记毫无征兆的便落在了欧内斯特的身上。苍狼斩龙之刃爆发出一声巨大的轰鸣，直接砍爆了空气，制造出了一道长达3公里的真空地带，携带着无可匹敌的巨力，狠狠地斩在了欧内斯特那长满眼睛的躯壳之上。10560W， 随着赤红伤害数值条的爆出，邪眸领主欧内斯特径直砸落向地面。砰的一声，本就破败不堪的地面被欧内斯特这么一砸，瞬间就塌陷出了一个巨大的坑洞。欧内斯特惊恐地抬起头，无比忌惮地望向停留在半空之中的秦风。欧内斯特知道秦风很强，早在感知到秦风那滔天气焰之时，他就清楚绝不能将眼前这个敌人和之前的那些个敌人相提并论。但是他却未曾想到秦风的战力居然如此的强大，仅仅只是平平无奇的一刀便砍去了他1亿多点的血量。要知道被枫叶城那些强者以及骑士团的人一起围攻了那么久，欧内斯特不过才损失了9亿点的血量。然而没等欧内斯特平复下内心的激动，更大的恐惧便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将欧内斯特斩落到地面之后，秦风并没有选择跟上去补刀，而是直接开启了天外飞仙。在9度暴血512倍增幅以及10倍攻速还有天外飞仙280%的攻速加持之下，秦风每秒能斩出258048道刀芒。看着眼前这些比地窟爆炸之时炸出的碎屑还要更多的刀芒，欧内斯特的胆子都快被吓破了。秦风一刀就能砍掉他1亿点的血量，要是被这么多的刀芒斩中，他估计连惨叫都做不到，便会被摧毁成为一地的残渣。一念及此，欧内斯特直接发动了他的保命技能遁入虚空。下一刻，欧内斯特险之又险地擦着即将碾压到脸上的刀芒，溜进了虚空之中。遁入虚空的效果可以持续10秒，10秒之后，欧内斯特就将回到表世界，面对上秦风。但此时的欧内斯特一点也不慌，因为他在遁入到虚空裂隙之前，就感觉到了一个个免费的加血泵正在一边翘首观望。只要欧内斯特能够找好落点，他就可以在现实的那一瞬间直接开启生命虹吸。虽然以欧内斯特眼下的实力，不能把这些人直接抽死，有点浪费，但是有了这些人那庞大的生命能量的补给之后，他就能更快复苏到90级，回归到神阶一段的实力。到那时候，他就会拿回他的权柄，直接用位格碾压秦风。战场外围屋顶上，看着战场之中宛如杀神一般的秦风，枫叶城的一众强者，还有银月骑士团的骑士，均是露出了无比震惊的神色。这个天意怎么这么强悍啊？居然可以彻底压制住欧内斯特的分身。据我所知，这个天意好像才20多级吧，也不知道他那门秘术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居然能把他的战力提高这么多。圣女冕下英明，三皇子殿下英明，若非你们慧眼识珠，枫叶城可怎么办啊？有了这么强大的一个助力，再加上我们弄死欧内斯特，岂不是轻而易举？要不我们还是在这儿待着吧，我们隐藏起来，随时准备着支援天意。一众强者你一言我一语，聊着聊着就把聊天话题转移到了留下来帮忙之上。眼下欧内斯特的分身已然被秦风全面压制，局势可谓是一片大好。想着斩杀掉欧内斯特所能获取到的功劳，这些个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人便故意遗忘了秦风的叮嘱，待在原地不走了。不过他们还是留了个心眼儿，一直待在陈天阳的隐蔽法阵之中没有出去。听着一众强者的提议，陈天阳也颇为赞同。在他看来，有了自己这些人在一旁压阵，秦风打赢欧内斯特的概率只会增高而不会变低。于是他便侧过了脑袋，看向了一旁的卡莱尔，希望对方可以表态。感受着陈天阳看向自己的目光，卡莱尔就跟没看到陈天阳的表情一般，带着神殿骑士就往后方退去。此前他由于担心秦风的安危，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离开战场，而今见秦风强势压制住了欧内斯特，自然也就放下了心中的担忧，按照秦风的吩咐往后退去。然而
就在卡莱尔一行人往后退的同时，他们周遭的空间却出现了一片涟漪。随后，一只长满眼睛的触手便从涟漪之中探了出来。看着眼前这只探出来的触手，隐藏在原地的一众强者脸上的表情精彩无比。欧内斯特怎么出现在了这里？他不是刚刚还在和天意作战吗？城防军首领维克托一时有点懵逼，他没反应过来欧内斯特是如何来到他们面前的。这是什么能力？我怎么没有见欧内斯特施展过？难道天意说的是真的？欧内斯特之前一直在和我们演戏。陈天阳脸上渗出点滴汗水，他想起了秦风的警告。欧内斯特难道发现我们了？不可能啊！我的隐蔽法阵怎么可能被他看破？枫叶城魔法师协会首席魔法师一脸惊诧地望着眼前的触手，他想不到自己的隐蔽法阵是如何被欧贝斯特看穿的。打不过天意就老找我，当我隆德施泰德是软柿子。骄傲的银月骑士团副统领隆德施泰德满脸怒意。此前卡莱尔让他撤退之时，他的心里就装满了怒火。欧内斯特的这一行为无疑是在火上浇油。迟了，都怪我！卡莱尔满脸的愧疚，他觉得自己辜负了秦风的信任。一时间，各式各样的想法从这些强者的心中生出。但欧内斯特现身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和他们之间的距离也是无比的靠近。没有等他们做出反应，粗大如水缸的黑气便已然出现在了他们的脑袋上。生命虹吸，怎么又是这招？这招不是只对低等级的有效吗？这种招数还可以用来对付我？天意说的居然是真的，他真的拿我们当抽血泵。感受着在自己头顶摇摆的黑气，在场的一众强者都想起了秦风此前所说的那一番话。在他们之前的认知之中，欧内斯特的这一招估计是用来清理低等级敌人的，因为在过去的那7个多小时的战斗之中，欧内斯特从来没有将这一招用在他们的身上过。然而此刻这无比残酷的现实却是像一把榔头一样，无比轻易的就敲碎了他们之前的认知。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浓重的黑气之中已然出现了一股令他们都难以抵抗的抽吸之力，将他们的血肉一点点的抽离了他们的身体。霎时间，一连串的惨叫之声便在战场之中响了起来，那声音听起来无比的嘹亮和凄惨。看着眼前的这一幕，秦风暗道一声糟糕。秦风进入神域的时间不算很长，他的战力虽然不能用一般人的方式去测量，但受制于阶位和等级的限制，秦风到现在都没有拿到一个符合他职业的感知类技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秦风并没有察觉到这些免费抽血泵的阳奉阴违。可秦风找不到他们，却不意味着欧内斯特就找不到他们。要知道，欧内斯特可是有一个极其变态的感知类技能超感知。就理论情况而言，这个技能是没有任何的上限的，只要使用者的智力值足够高，这个技能所能提供的感知力就会越强。以欧内斯特恢复到88级的实力，配合着这个技能找到这些人的位置，可不要太轻松。看着眼前疯狂抽取着生命能量的欧内斯特，秦风知道，要是再不阻止他，这一次的世界副本的 BOSS 可就悬了。想到这里，秦风伸出左脚，重重踏向地面，借助着这道反震之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到了欧内斯特的身后。但此刻已然为时已晚。由于这些免费加血泵的等级都比较高，自身的抗性也比较强，欧内斯特并没有直接抽死他们。但是这也不意味着欧内斯特的这一记生命虹吸没有起到作用。经过刚才的那一番抽取，本就快要恢复到89级的欧内斯特，瞬间完成了最后那所剩不多的距离。达到89级之后，欧内斯特的属性瞬间就得到了提升。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真正恐怖的是，欧内斯特的部分权柄在这一刻悄然复苏了。感受着秦风斩来的刀锋，欧内斯特毫不留恋的便停止了生命虹吸。只见他探出一条触手，毫不畏惧的便迎着秦风斩来的刀刃顶了上去。苍啷一声，斩龙之刃和触手相交在了一起，发出了一阵金属相交之时才能弄出的声音。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已然达到了传说界的斩龙之刃，居然没有斩断这一根血肉构成的触手，只是在这条触手之上划拉出了一道火星子。秦风脸色一变，他知道这是欧内斯特独有的权柄之一——血肉操控。血肉操控虽然只是等级最为低下的无数种权柄中的一个，属于放到游戏后期都没有玩家愿意正眼看的那种，但对于此刻的秦风而言，这一权柄的复苏却是大大降低了秦风击杀掉欧内斯特的概率。复苏了血肉操控之后，欧内斯特便能够随意调整自己血肉的密度，让他的触手硬得堪比传说阶的武器，而这也是欧内斯特最为主要的战斗方式之一。操控着被强化过后的触手，欧内斯特心中的战意陡然飙升。咔嚓咔嚓咔嚓，随着一道道血肉撕裂的声音，一根根堪比传说阶武器的触手从欧内斯特的身体之中分裂了出来。诚然，以欧内斯特的攻击速度，的确赶不上拥有着10倍攻速天赋加持以及开启了9度暴血，获得了512倍增幅的秦风，但是他的触手可以分裂啊，一只触手不够，那就分裂出2只，2只不够就4只、8只、16只，只要他一直分裂下去，他的总攻击次数便能够追得上秦风。看着不断分裂而出的触手，秦风脸上露出了凝重神色。他知道，要是让欧内斯特就这样肆无忌惮地分裂下去，迎接他的便只有被欧内斯特压制的结局。想到这里，秦风顿时就有了决断，他毅然动用了他唯一的控制技能猩红断头台。下一刻，巨大的断头台便从虚影凝聚成了实体。看着这个熟悉的技能，回忆着那无比恐怖的3秒眩晕，欧内斯特心一横，也不管3七21了，直接就开启了他的大招战争形态。刹那间，漆黑如墨的邪气肆无忌惮蔓延开来。黑气之中，欧内斯特的形态瞬间便发生了改变，从一个长满了眼睛、长着无数触手的肉球，变成了一个独眼人形生物。欧内斯特完成性形态更改之际，
猩红断头台的铡刀也落到了他的脑袋之上。但奇怪的是，这一记铡刀不但没有造成眩晕，更是连锁臂行动的效果都没有完成。与此同时，一道道提示音在秦风耳畔炸响开来。叮咚，邪眸领主欧内斯特开启战争形态，获得全属性提升100%，获得霸体状态。战争形态每存续1秒，欧内斯特损失5%最大生命值。当前生命值低于5%之时，生命值不再流失，并启动2阶战争形态。叮咚，受到霸体影响，猩红断头台效果无效化。听着耳畔的提示音，秦风脸色顿时就凝重了起来。和追求积累能量的常规形态不同，战争形态的下的欧内斯特才是真正的领主级的枯魔物。免疫技能效果的霸体，外加100%的全属性提升，直接就让欧内斯特变成了9度暴血之后的秦风也打不动的堡垒。89级的欧内斯特拥有将近 150W 点的防御能力，获得100%的全属性提升之后，欧内斯特的防御力便接近了恐怖的300W 点。这300万点的防御力，再经过次神级防御的强化，便能抵挡下将近9个亿的伤害。而面对着拥有霸体效果的欧内斯特，不能动用猩红标记的秦风，最多也就能打出17920W 的伤害，根本就打不穿欧内斯特的防御。不过，这战争形态下的欧内斯特并没有让秦风绝望，因为此刻的欧内斯特并未达到90级，没有恢复到神阶一段的实力。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欧内斯特此时是扛着每秒5%最大生命值的反噬，强行在使用战争形态。只要秦风可以在欧内斯特的攻击之下撑过18秒，让欧内斯特的血量降低到10%以下，秦风就能利用斩龙之刃强化加10所产生的一条附加特性，强行处决掉欧内斯特。想到这里，秦风便头也不回的往后方退去，看都不看场中陈天阳一行人一眼。见秦风开始逃跑，欧内斯特也没有闲工夫去管陈天阳这群人。从常规形态变化到战争形态之后，欧内斯特便无法动用那个专属于常规形态的技能生命虹吸。与其就这么宰了这些人，还不如把这些人留着，等他把秦风这个最大的威胁解除之后，再回归到正常形态之中，好好来享受这些美味的血食。想到这里，欧内斯特便朝着秦风追了过去。一边追逐，欧内斯特一边发动了自己的技能弱点解析，将解析的目标对准了逃跑的秦风。一看之下，欧内斯特眼中的杀意瞬间就变得更加浓郁。发动了弱点解析之后，他瞬间便解析出了秦风当前的状态。他发现了秦风是个瘸腿的巨人，尽管伤害能力严重超标，但是秦风的血量却是低得吓人，都不需要他全力攻击，只要他的触手能够碰着秦风一下，秦风就会当场殒命。此时的他已经开启了战争形态，在战争形态的增幅之下，秦风的攻击已然不能对他造成任何的伤害。我无敌了！一念及此，欧内斯特顿时就兴奋了起来，也不躲避攻击，沿着一条直线就往秦风所在的位置冲去。片刻不到的时间，欧内斯特便冲到了秦风身后10多米的位置。到达这个位置之后，欧内斯特的2只手瞬间分裂成了几十条黏糊糊的触手。下一刻，这些触手朝着秦风的位置便扎了过去。然而，还未等这些触手捅到秦风的身上，秦风便已然发动了斩龙闪，瞬间传送到了几百米之外。落地之后，秦风直接召唤出刀灵，刀之灵容纳刀灵于己身，移动速度提升200%，攻击速度提升200%，神经反射速度提升200%，动态视觉提升200%，异常状态抗性提升200%，免疫灵魂伤害，持续5分钟，冷却60分钟。有了刀灵的加持之后，秦风的速度急速攀升，瞬间便再度拉开了与欧内斯特之间的距离。见着秦风跑远，欧内斯特气不打一处来，懦弱的爬虫，来战啊！跑什么啊？爬虫，你之前不是嚣张的很吗？你跑不了的，我以邪眸领主的名义起誓，我必将你碎尸万段。欧内斯特一顿嘴炮，但是秦风根本就不鸟他，一心一意的数着秒逃跑。见自己的嘴炮没有效果，欧内斯特更是烦闷，也不想着节省能量了，直接就放出了他的另外一个大招——生命瓦解射线。磅礴的黑气萦绕在欧内斯特的身周，盘旋2圈之后，这些黑气便被他全部吸入了他的那只独眼之中。下一刻，一道恐怖黑色光团便在欧内斯特的眼睛里酝酿了起来。虽然还未发出，但是其中恐怖的威能还是溢散到了整片天地之中。感受着欧内斯特眼中酝酿着的黑光，在远处观望战局的一众强者均是面如死灰。他们的战斗力比不上秦风，但毕竟活了这么多年，还是能够看出欧内斯特这道秘术的恐怖之处的。这是什么秘术？威力居然如此的恐怖！都怪我们啊！要不是我们赖着不走，欧内斯特也不会这么快复苏到这种程度，天意也不会如此的狼狈。完了，天意都打不过，他开始跑路了，枫叶城完了呀！三皇子殿下，要不我们还是撤吧，留得青山再不怕没有柴火烧啊！是啊，殿下，你倒是说句话啊！枫叶城强者你一言我一语，在他们看来，这场围剿战已经宣布失败了。而战胜失败的最好方法就是面对失败，打不过就跑路，也没有什么好丢人的。除开枫叶城里的这些摸鱼惯犯，神殿骑士们也是一脸的绝望。他们顺着前者的话头劝说起了圣女卡莱尔。圣女冕下，要不我们还是撤吧，等教廷的支援赶来，我们再收拾欧内斯特也不迟啊。此辽已经不是我们所能够抵抗的了，撤吧。听着耳畔叽叽喳喳的哀求之声，卡莱尔和陈天阳脸色均是无比的难看。但是在这一刻，两人均是不能退。作为教廷的圣女，卡莱尔有自己的骄傲和坚持，她的信仰不允许她后退。陈天阳倒是没有卡莱尔的觉悟，只是此时的他已经退无可退了。逃跑也许能苟且存活，也许能逃避他的皇帝老子的惩罚，但那却会让他彻底与皇位无缘。他是皇子，他从小就立志要当皇帝，他做梦都想要君临天下。相信他，他不会输。
异口同声的，陈天阳和卡莱尔同时说出了这句话。与此同时，欧内斯特眸中的黑光也凝聚完成了。下一刻，粗大的黑光瞬间便冲破了空间，来到了秦风的身后，眼看着就要将秦风摧毁成残渣。可就在此时，却是异变突生。感受着背后那恐怖的黑光，秦风脸色没有半点变化。早在探查到欧内斯特信息的时候，秦风就一直提防着欧内斯特的这一手技能。感受到黑气凝聚的那一瞬间，秦风更是明白了欧内斯特想要做什么。在那个时候，秦风便已经释放出了狂猎者套装的主动技能狂猎。狂猎开启后，获得100%冷却缩减，持续时间15秒，冷却时间60分钟。在狂猎效果的影响之下，斩龙闪的冷却时间瞬间归零。掐着点儿，秦风赶在生命瓦解射线到达的前一刻，瞬间开启了斩龙闪，闪现到了一个安全的位置。砰！未等秦风从闪现状态之中显露出身形，他原来所站的位置便被一道黑光给蒸发成了一片虚无。看到这一幕，远处观望的一众强者心中顿时就是一紧。本来在卡莱尔和陈天阳说出那句相信他不会输之时，这些人还对秦风抱有幻想。万一呢？万一这个男人还能创造奇迹呢？可现在看着那片覆盖了几百立方米的虚无，这些人的心直接就凉透了。咔嚓咔嚓的摩擦声响起，人群之中几个后跟渐渐往后方挪移了起来，速度越来越快。可就在他们彻底跑路之前，他们却看到了一个异常熟悉的身影，正站在战场之中，对着魔神一般的欧内斯特竖起了手中的长刀。天意居然没有死，怎么可能？他怎么活下来的？他还是人吗？这难道又是一门秘术？他怎么拥有如此多的秘术？听着耳畔的惊呼之声，卡莱尔用力捂住了自己的嘴巴，不让呜咽声传出来。可他拦得住嘴里的声音，却拦不住眼角滑落的泪滴，也拦不住幅度越来越大的颤抖。不过这些并非是悲伤，而是失而复得的喜悦，是大悲大喜后的情不自禁。与激动的卡莱尔相比，素来以沉稳著称的陈天阳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他紧握起自己的拳头，提起手肘，猛地将肘心点在了空气之上。他的嘴巴也张得老大，虽然没有发出声音，但也能从他这副模样之中听出他心底的呐喊之声。银月骑士团副统领隆德施泰德则是一脸敬佩地看向秦风，仿佛是在看着他的偶像，神殿骑士的总教官，神阶7段的圣骑士阿尔萨斯。和这些人或激动或敬佩或喜悦的心情不同，看到秦风向自己举刀的那一刻，欧内斯特的心中只有无尽的愤怒。转成战争形态，并解析出此时的秦风不能对自己造成威胁之后，欧内斯特全然放下了之前的伪装，只想着快速将秦风给收拾掉。在他看来，此刻的秦风就是一只强大一点的爬虫，而今眼前这爬虫居然敢向他抽刀，他如何能不怒？爬虫，你是在挑衅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领主欧内斯特，我是你的毁灭者！欧内斯特咆哮着，抬手便往秦风所在的位置一指。下一刻，技能地裂瞬间发动，秦风脚下的大地瞬间崩解成渣，并向内部坍缩。但是此时的秦风可是开启了狂猎的，获得了整整15秒的100%冷却缩减增益 buff。在欧内斯特指向秦风的那一刹那，秦风便再度施展了斩龙闪，闪出了地裂的伤害范围。见地裂再度被秦风规避过去，欧内斯特怒火中烧，天崩瞬间发动。霎时间，秦风头顶上的天空便化作了一道漆黑而厚重的铁壁。轰隆！磅礴的气劲朝着秦风就压了下来，作势要将秦风压成粉末。秦风神情淡漠，第3度释放斩龙闪，但和之前的那几次不同，这一刻的秦风并没有继续拉开和欧内斯特之间的距离，反而主动朝着欧内斯特所在的位置而去。斩龙闪刚一释放完毕，秦风便交替着发动幻影替身和斩龙闪，拉着无数分身悍然冲向了邪眸领主欧内斯特。看着气势汹汹朝着自己冲来的秦风，欧内斯特瞬间就感觉到了不对劲。虽说此时的他处于战争状态之中，无比的嗜血，但是作为地窟领主级别的魔物，他的智商还是在线的。秦风这一异常的举动，明显便是要发起反攻。虽然不知道秦风哪里来的自信，但是本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理念，欧内斯特还是再度使用出了弱点解析，查看起了秦风的信息。看完秦风此时的状态之后，欧内斯特心中的疑惑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可遏制地增多了起来。秦风此时的状态与之前并没有什么不同，依旧无法打破他的防御，但不知为何，欧内斯特却是感觉到了一股极度危险的气息，这是一种源自于未知的危险。担忧之下，欧内斯特疯狂地朝着秦风甩技能，生命瓦解射线、地裂、天崩、纠缠绞杀。然而在狂烈的加持之下，这些技能却是被秦风一个接一个的给躲了过去。不但如此，秦风还利用无冷却的幻影替身制造出了将近100个分身。更可怕的是，在分身的模仿效果之下，秦风分身的增速越来越快。若是将这种增速化成函数曲线，那将会是无比爆炸的指数形态。刷刷刷刷，本尊和分身疯狂地发动着斩龙闪和幻影替身。片刻过后，欧内斯特的身边便已然围上了成千上万个秦风。与此同时，秦风一直等待的那个契机也到了。此时，欧内斯特的生命值已然低于了10%。从欧内斯特开启战争形态的那一刻，秦风就一直在等待着现在这一刻。由于此时的欧内斯特并没有彻底复苏到神阶一段，并不具备他完整的实力，因此他现在所开启的这个战争形态是要承受非常大的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战争形态每持续1秒，欧内斯特就会损失掉5%的最大生命值，以此来维持100%的全属性增幅以及可以免疫控制效果的霸体状态。然而这却不是战争形态的全部，一旦欧内斯特的生命值低于了5%，他就会进入到战争形态的第2阶段。进入了第2阶段之后，
欧内斯特将再度获得100%的全属性提升，并获得到极其恐怖的复苏效果，变得比全盛时期还要强悍。潜意识里，由于不了解战争形态这个技能，秦风就在欧内斯特的手里吃了不少的苦头，被2阶战争形态的欧内斯特给打得狼狈的不成人样。但这一世却是不同，秦风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如何对付欧内斯特，他有100%的把握，让欧内斯特开不出2阶战争形态，便魂归黑渊。想到这里，秦风便提起斩龙之刃，砍向了欧内斯特。嘘，一道刀光闪过，秦风的攻击连一道印子也没能在欧内斯特的身上留下。但是秦风耳边却是响起了一道机械提示音：叮咚，你攻击了欧内斯特，触发了斩龙之刃装备附加效果，裁决判定中，判定失败。机械音刚一响起，还未落下之际，秦风的那些个分身便模仿着秦风的动作，提着长刀砍向欧内斯特。由于攻击力太低，这些分身根本就打不穿欧内斯特的防御。但面对着这些分身之时，欧内斯特的心中却是升起了数之不尽的恐慌。嘘嘘嘘嘘嘘嘘，同一时间，无数道攻击落在了欧内斯特的身上。与此同时，秦风的耳朵里也响起了一道道机械提示音：叮咚，你攻击了欧内斯特，触发了斩龙之刃装备附加效果，裁决判定中，判定失败。叮咚，你攻击了欧内斯特，触发了斩龙之刃装备附加效果，裁决判定中，判定失败。叮咚，你攻击了欧内斯特，触发了斩龙之刃装备附加效果，裁决判定中，判定成功。也不知道是多少道攻击之后，裁决效果判定成功的声音终于在秦风的耳朵里响起了。声音响起的那一刹那，欧内斯特的眼中出现了一抹难以抹除的恐惧神色。此刻的他终于知道此前心中生出的那些恐惧来源于何处了。他也知道了，他真正恐惧的其实并非是秦风本人，而是秦风手中的那把平平无奇的长刀。然而，即便此时的欧内斯特已然明白了斩龙之刃才是那个能置他于死地的东西，但此刻的他却已无力回天，因为裁决效果不吃任何的抗性，只要判定成功，就算是全盛时期的欧内斯特也顶不住。咔嚓咔嚓咔嚓，一道道裂痕从欧内斯特的躯体之上浮现。与此同时，他寄宿于这具躯体之中的意志体上也出现了无数裂纹。砰的一声，欧内斯特轰然炸开，变成了漫天血雨，滴滴答答的往地面上落下。看着先前还耀武扬威，此时却被秦风砍碎成了一地血雨的欧内斯特，又看了看战场之中形如浴血修罗一般的秦风，无论是枫叶城里的那些摸鱼惯犯，还是光明教廷里那些鼻子都快要翘到天上去的神殿骑士，亦或是心机深沉似海的陈天阳，他们每一个人的小小心灵都受到了1万点的暴击。由于欧内斯特的拦阻，这些人并没有撤出去太远，再加上欧内斯特后来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秦风的身上，没有关注到这些人，他们便留在了战场的边沿，一丝不漏地看完了这场实力悬殊、结局却又无比诡异的战斗。要知道，此时的秦风可是只有区20多级，而他所面对的敌人却是等级高达89级的邪眸领主欧内斯特的分身。在欧内斯特压制住秦风之后，在场没有一个人认为秦风会是这场战斗的胜利者，甚至当秦风交替使用起斩龙闪和幻影替身发起反击之时，这些人都不认为秦风会赢，只觉得秦风是在求死。然而在这一刻，这些人才明白自己对于秦风的认知到底有多么的浅薄，对于秦风战斗力的估计错的有多么的离谱。这是什么秘术，居然可以复制出这么多的分身？这天意未免也太恐怖了吧！我都没有看清楚，他就把欧内斯特给弄死了。他现在才20多级啊，现在的他就可以杀掉欧内斯特这样的强者了。要是让他成长到70级，不，50级，他是不是可以匹敌神灵？这天意到底是哪个势力教导出来的妖孽啊？黑渊里的那些人估计也没有这本事吧？太可怕了！幸好他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如果他这样的人成为了我们的敌人，我都不敢想象那会是一场怎样的灾难。看着战场之中的秦风，听着耳畔一道又一道的惊叹之声，陈天阳觉得结识到秦风是他此生最为重大的机缘，没有之一。作为枫叶帝国的三皇子，陈天阳的嗅觉不是其他的人可以比拟的。今日过后，作为击杀掉邪眸领主欧内斯特分身的人类英雄，天意这个名字就将如燎原之火一般传遍整个大陆。而且一旦让神域大陆的人知道击杀掉欧内斯特之时，秦风的等级只有区20多级，此战的传奇效果还会往上翻个几十倍。到那时候，秦风将成为整个神域大陆所有帝国皇室的座上宾。这不仅仅是因为秦风很强，更是因为秦风身上那足以和大陆传奇强者淋出血香媲美的潜力。而作为整个神域大陆5大帝国皇室成员之中唯一一个和秦风存在着利益牵扯的人，陈天阳也会从这件事之中获取到极其庞大的利益。只要他稍微动用一下手段，他的那个皇帝老子就不会因为他此次枫叶城的损失而治他的罪，反而会为了利用他绑住秦风，不让秦风被其他帝国的人拉过去，大大的嘉奖他。想到这里，陈天阳当即就下了决心，这一次无论浪费多少的人力物力，一定要给秦风弄一个公爵爵位来，彻底把秦风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一念及此，陈天阳便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冠，朝着秦风所在的位置走了过去。然而没有等他走出去几步，他便看到了一道倩影，一边抹着泪花，一边冲向秦风本尊，正是动了凡心的圣女。看着朝秦风奔去的卡莱尔，陈天阳微微摇了摇脑袋，走回了人群之中。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只要能说得通那位大人物，他和秦风之间的关系就会更进一步。和满心都是算计的陈天阳不同，确定了秦风本尊所在位置的卡莱尔，心中有的只是满满的激动。在这种极度复杂又难以让人理解的激动的操纵之下，卡莱尔全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光明教廷的圣女。此时的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冲到秦风的怀中，好好的哭一场。
此前，在秦风悍不畏死的向欧内斯特发起反击之时，卡莱尔都以为秦风是在搞自杀式冲锋，要不是隆德施泰德眼疾手快，他就已然陪着秦风一起送命了。自然，也是在那一刻，卡莱尔才知道自己已然对这个曾救过自己命的男人动心了。如今见到秦风不但没有死，反而在绝境之中杀掉了欧内斯特，成为了注定要被万人敬仰的大英雄，卡莱尔又如何忍耐得住心中的激动，不向秦风奔去呢？一步、两步、三步，卡莱尔觉得太慢了，他释放出加持魔法，一股脑的往自己身上叠加。但是他还嫌不够，于是他拿出了一个又一个叫停的宝贝，疯狂地加持着自己的速度。终于，他近了，他已经嗅到了秦风的味道。卡莱尔瞅准位置，羞红了脸颊，闭上了眼睛。冲！砰！卡莱尔撞在了秦风的身上，被弹开了。扑通！卡莱尔摔了一个屁墩儿。卡莱尔捂住了自己的脸，把两只手连同脑袋一起埋进大腿中。看到这一幕，一旁翘首以待的诸位强者均是瞪大了眼睛，他们一个二个诡异地看着秦风，脸上的表情精彩绝伦。圣女对你都投怀送抱，你居然敢不为所动！信不信我隆德施泰德？算了，我什么也没看到。就这反应，都不说接一下，你这样搞，我还怎么给你操作？算了，不管了，我也是为了满足圣女的心愿。天意老弟，你可别怨我。他在回味着什么？圣女难道没有欧内斯特有魅力？我的天哪！圣女那样一个可人儿，她居然都能不为所动，甚至连接一下都不肯。难道这就是她强大的理由？有道理。从今日起，我维克托借 SE。然而，此时的秦风并没有注意到外界的这一切。他的意识空间早已被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给挤占满了，容不得他有半点的分心。叮咚，你手杀了神界一段 BOSS 邪眸领主欧内斯特的分身，获得手杀奖励，特奖励幸运值50点，奖励自由属性点1000点，奖励技能点50点，奖励经验值50亿，奖励金币10个亿，奖励神级强化石2000枚，奖励高级技能书遁入虚空。叮咚，你击杀了世界副本黑教团的覆灭第3阶段神界一段 BOSS 邪眸领主欧内斯特的分身，完成了次世界副本，获得1000万点副本积分，获得100亿经验值。世界公告，玩家天意击杀了世界副本黑教团的覆灭第3阶段的最终 BOSS 邪眸领主欧内斯特的分身，完成本世界副本。该世界副本自动固化为常规副本，副本拥有着为天意，天意每日均可从该副本之中获得100个完美级强化石，1个神级强化石。世界公告，世界副本黑教团的覆灭第3阶段已完成，副本积分排行榜第1的玩家为天意，排行榜第2无，第3无，排行榜第10无。排行榜统计完毕，现在开始结算副本奖励。世界公告，由于玩家天意为唯一上榜玩家，副本奖励提升，玩家天意获得4001点经验值，获得进阶任务完成卷轴 X3，获得战士职业史诗级套装屠戮者，获得等级线限制解除卷轴 X5，获得神级强化石5000枚，获得神级锻造材料纳什尔金属1万克，获得神级随机附魔卡抽取宝箱 X10，获得神级随机宝石抽取宝箱 X10，获得随机建筑图纸抽取宝箱 X5，获得全属性提升1000点，获得10亿金币，获得5阶称号嗜血修罗。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当前27级，获得80点属性点奖励，大祝福数属性点翻倍。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当前28级，获得80点属性点奖励，大祝福数属性点翻倍。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当前29级，获得80点属性点奖励，大祝福数属性点翻倍。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当前30级，获得80点属性点奖励，大祝福数属性点翻倍。叮咚，你的等级已经到达了30级，第3天赋无限火力解锁，你的所有技能冷却时间降低 90%， 蓝耗降低 100%。叮咚，你的等级已达到职业2转上限，多余的经验值已存入经验池之中，转职成功之后自动获取。听着这一道又一道的系统提示音，秦风直接就被定在了原地。潜意识里，秦风也经历过这个世界副本，但是在他的记忆之中，副本积分排名第1的那一位所获得的收益可没有他这么多。不过想了一会儿之后，秦风便也理顺了其中的缘由。这一次的世界副本开得太早了，把本来要在中后期才会彻底爆发的第2阶段和第3阶段一起弄完了，再加上秦风杀掉了这个副本所有的 BOSS， 拿到这么多的奖励也在情理之中。然而秦风能想明白其中的缘由，并不意味着华夏大区的其他玩家可以想明白。听到这些世界公告的那一刹那，所有华夏大区的玩家都红了眼。4000亿经验值，史诗阶套装，这他妈的还让不让我们活？一个世界副本，所有的好处都被天意一个人拿去了，我哭了呀！你好酸啊！要是我们能拿到这么多的奖励，不，就算拿到1/10的奖励，我都起飞了呀！完犊子了！这么多的奖励，以后整个华夏大区谁还敢跟天意叫板？我特么的都想转区了，我不想看到天意。楼上的别他妈酸了，光看着别人拿奖励，你咋不看看人家天意都杀了什么等级的怪物呢？是啊，天意大佬20多级就杀了89级的怪物，不拿到这么多的奖励才说不过去好吧？天意大佬太强了，能说说怎么变得这么猛的吗？只要能从大佬身上学到1/10，我就非常的满足了。天意大佬牛逼，万人血书，求天意大佬发攻略。现在已经有2000人了，想要加入的赶快联系我，加我一个，我也来。这种事儿怎么可以没有我胡汉四？天意大佬，求带，我是妹子。由于之前那惨无人道的屠杀，整个世界频道里根本就没有人敢说天意的坏话。那些眼红的玩家最多就是吐吐酸水，但发言的时候依旧要斟酌着言辞，恐惧着秦风的报复。毕竟他们可不想因为一时的嘴炮而得罪了天意，变成了那种负经验的可怜虫。骂天意发泄情绪这条路走不通，
机灵的玩家们顿时就起了别样的心思。从这些世界公告之中，聪明的玩家已然清楚了，一旦让天意消化完了本次世界副本的收获，天意就将成为当之无愧的神域第一人，比全球玩家都要高出一线。而且这一根线还是竖着的。人总是会对和自己差不多水平的人抱有敌意，然而对于那些远超过自己，哪怕终其一生都无法比肩的人，大众对其的看法就会发生巨大的转变，从开始的贬低、诋毁，甚至于是仇视，转变成仰望，甚至是赞美。人这种东西天生就具有着慕强的属性，在这种动机或者说情绪的引导之下，整个华夏大区的玩家潜移默化之间便改变了自身对于秦风的看法。从最初的我上我也可以，他不过就是领先了我一步而已，只要我再继续努力练级，我迟早有一天可以超越他。他不过是装备比我好，等我拿到高级装备，我不一定比他差，都是运气。等我运气上来了，我也可以转变成了，哇，这个人怎么这么强大啊？人和人之间是有差距的，不能一概而论。天意就是个怪物，正常人和他不能比。大佬是用来看的，用来瞻仰的，不是用来对比的。人比人气死人，做自己挺好。于是乎，世界频道里的发言顿时就转变了风向。此时的秦风虽然也让无数人感到恐惧，但是大部分的人却不再对秦风抱有敌意了。他们开始赞扬秦风，甚至于有些极端的，更是恬不知耻的四处吹嘘秦风有多么的牛逼，仿佛这事儿跟他们有关系似的。而且这事儿还不仅限于华夏大区，在秦风击杀掉89级的世界副本 BOSS， 拿到巨额奖励之时，国外的神域玩家也沸腾了。他们其中也有不少的人自动成为了秦风吹。听说了吗？华夏大区出现了一个绝代猛人。对，就是之前那个把所有主城玩家全部都给弄死了的那个。咋没听说啊？华夏大区那边刚一爆出来，我们这边就已经收到消息了。我才13级，我刷一个白银阶的小 BOSS 就已经很开心了，没想到这位大佬居然一个人杀通了整个副本，简直强到离谱啊！我严重怀疑这位大佬开挂了，但是我没有证据。没有证据你就去死！全世界哪个玩家不知道神域没有外挂？你他妈有什么资格说天意大佬？你从小吃屎长大的吗？满嘴喷粪！天意大佬牛逼！天意大佬万岁！我要转区，我要转到华夏大区去！我可不想在全服大战到来的时候面对天意大佬。我也想要转区，天意大佬太猛了，我可不想被他当成炮灰给弄死。组团转区，限额100个，我出钱，不为别的，就只为了让天意大佬看看我们外国粉丝对他的支持。天意大佬慢慢飞，天意粉丝永相随。讨论着天意的战绩，搞着粉丝后援会，计划着转区。国外游戏论坛之上，绝大部分的普通玩家都参与到了这场全球瞩目的大事件之中。然而，和那些激动的普通玩家们不同，海外的一众神域游戏公会的管理者却是愁得连觉都睡不好。在天意肆意屠杀华夏大区主城玩家之际，这些公会的管理者以为自己的春天要来了。毕竟华夏大区少一个强者，也就相当于他们多出来了一个强者。于是乎，他们费尽心力，用了无数的人力物力，疯狂地开始招纳新人，准备借着这个机会彻底将华夏大区甩在后面。然而，今日秦风击杀掉89级 BOSS 这件事儿，却是给了他们当头一棒。这些人非常的清楚，就他们现在的等级和装备，即便集合他们全公会的力量，他们也做不到像秦风那样的击杀掉89级的史诗阶 BOSS。这也就意味着，秦风一个人的实力便已然超过了他们整个公会，而且还是全面碾压的那种超过。想象着未来将和这样的敌人对战，这些公会的管理者头皮就开始发麻。此时的他们不但不期待着全服大战的到来，反而希望那场大战能够来得晚一点。在全球玩家都因秦风的壮举而感到震撼之际，秦风也从那丰厚到有些恐怖的收益之中回过了神来。此时的秦风并没有因为此次世界副本的巨大收益而忘记了即将要开启的地窟。将注意力收束回神域世界之中后，秦风第一眼便看到了丝毫不顾形象坐在地上捂住眼睛，把脑袋都埋进了大腿中的卡莱尔。这是什么造型儿？秦风颇为疑惑，不过他却没有打扰卡莱尔。万一这是卡莱尔的特殊癖好，秦风可就算得上是冒失了。想到这里，秦风便忽略了卡莱尔，朝着黑教团总部所在的位置走去。听着身旁越来越远的脚步声，卡莱尔气不打一处来。不接着我也就算了，你居然还无视我！我恨，算了，我不恨。卡莱尔咬牙切齿，从地上爬了起来，红着一张脸跟上了秦风。你要去哪里？卡莱尔的声音低得像是蚊子叫。不过这也不能怪他，女孩子的脸皮本来就薄。她刚刚才被秦风那般无视，此刻能出声和秦风说话，已经是非常的大胆了。听着身后卡莱尔的疑问，秦风面色如常淡然回答道：我得去黑教团总部那里看一看，那边有个地库通道正在汇聚，估计也差不多快要打通了。哦，什么？地库通道？卡莱尔呆呆的哦了一声，片刻后才反应过来，秦风居然是要去镇压地库通道。卡莱尔上下打量着秦风，想要从秦风身上看出些许的疲惫，然而看了半天，却是没有看出秦风有半点疲惫的迹象。他到底有多强？发动了那么多的秘术，居然一点事儿也没有，这未免也太过于恐怖了吧？也不知道是哪个大人物教的他，居然能把他教导得如此强悍。卡莱尔心头巨震，心中对于秦风的好奇种子也疯狂生长了起来。片刻功夫过后，便成为了一棵参天大树。不过好奇归好奇，卡莱尔倒是没有问出来，毕竟以后的日子还长，秦风若是想告诉他，总会有开口的那一天。想到这里，卡莱尔便随意问了句闲话：需要我们帮忙吗？我这边暂时不需要，比起我，枫叶城的百姓应该更需要你们。听着秦风的回答，卡莱尔的小脸顿时就垮了下去。经过了之前的那一战，他如何能不清楚秦风的战斗力究竟有多么的强大？他这般开口，不就是希望秦风能给他一个台阶，让他能够名正言顺地跟着秦风一起去镇压地窟吗？
女孩子难道就不要点面子？卡莱尔气得直咬牙，小手时而抬起，但抬起之后却是无可奈何地放了下去。他真的想好好揪住秦风的手臂，狠狠地掐一把，但是他不敢，他不知道自己在秦风的心中是不是小猫小狗2、3只，他压根就不敢放肆。死天意！我恨，我要嗷哦！正在卡莱尔天人交战之际，陈天阳带着一众强者也走到了秦风的面前。走到秦风面前之后，陈天阳站直了身子，一本正经地说道：“天意先生，陈天阳代表全枫叶城的百姓，感激您为枫叶城所做的一切。”说完这句话，陈天阳无比流畅的便深深地弯下了腰，对着秦风鞠了一躬。见陈天阳都这么做了，枫叶城的一众大佬也站直了身子，有样学样的朝着秦风鞠了一躬。见识过秦风那恐怖的战力之后，这些人已然将秦风摆在了顶尖强者的位置。在他们看来，像这样的强者鞠躬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反而是一种荣耀。天意先生，维克托、海瑟薇、欧拉代表城防军、米特尔家族、魔法师公会、佣兵公会，感激您为枫叶城所做的一切。看见大家都一本正经的向秦风鞠躬致谢，卡莱尔眼睛里也泛起了泪花。他想起了那些被欧内斯特杀死的百姓，想起了那些被欧内斯特抽干了血肉的将士。他收拾起了自己的心情，走到了秦风的身前，和陈天阳他们站在了一起。而后，卡莱尔深深地弯下了腰，朝着秦风鞠了一躬。天意先生，卡莱尔代表光明教会，代表所有牺牲的光明教信徒，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感谢您为他们的付出，感谢您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愿光明之神保佑您。看着自家圣女的举动，以隆德施泰德为首的银月骑士团也有了动作。其实早在陈天阳向秦风致谢的时候，他们已经被这个氛围所打动了，只是当时卡莱尔还没有动静，他们也不好多表示什么。如今卡莱尔带了头，他们也是情绪无比激动的朝着秦风鞠躬致谢。可能在游戏玩家们看来，神域世界里的这些人物都只是 NPC， 他们的存在的意义便是发布任务。但是在实际上，这些人也是活生生的生命，他们也有自己的感情，他们和蓝星上的人类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不过这一切却和秦风没有什么关系，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他经历的太多，早已不会被这些东西所打动。秦风现在的首要目的就是提升自己的实力，让自己能在乱世降临的那一刻，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国家，保卫自己发自内心信仰的文化。有这一点便足够了，其他的东西秦风并不想沾染。淡淡回了一礼，秦风淡笑着开口道：“大家不必这么客气，枫叶城的百姓还等着你们呢，他们需要你们的帮助。”听到秦风这句话，陈天阳的心中顿时就有了一丝预感，他疑惑问道：“天意先生，您这是还有什么事情要去做吗？可不可以先缓一缓？我们还想着给你庆功宴呢。”陈天阳可不能让秦风就这么离开，要是秦风离开了，他后面的计划可就不好开展了。但是秦风下面的回答却是让陈天阳瞪大了眼睛。确实有事儿，黑教团总部之中还有一个地窟通道在酝酿，我要去镇压他。听着秦风的回答，陈天阳的脸色顿时就变了，他惊讶道：“黑教团？地窟通道？什么情况？”看着陈天阳脸上的神情，秦风淡淡点了点头，笑着说道：“其实黑教团的总部就在这枫叶城的地下，前面那个大坑里的就是。”说话间，秦风伸出左手指向了欧内斯特弄出来的那个大坑。众人循着秦风手指的方向望了过去，一番感知之下，众人均是察觉到了一股极其庞大的能量正在汇聚。感觉到这股恐怖的空间波动，陈天阳的脸色顿时就变了。他掏出城主令，就要召集残存的军队前来镇压这个地窟通道。然而未等他有所动作，秦风便伸手将他拦了下来。三皇子殿下，这个地窟通道你就放心交给我吧，20分钟，我只要20分钟便可镇压了这个地窟通道。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的脸色顿时就变了，用看怪物的眼神看向秦风。欧内斯特有多么的强大，他们再清楚不过了。他们没想到秦风在击杀了欧内斯特之后，居然还有余力去镇压地窟通道，这未免也太过于恐怖了吧。天意先生，此话当真？城防军首领维克托也顾不得冒犯不冒犯了，直来直去的便问出了心中最想问的话。在过去的每一次大型的地窟暴动之中，死伤的最为惨重的便是普通的战士，而战士出身的维克托最是见不得将士们的牺牲，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从前线之上主动申请了调离岗位，到枫叶城里混了个城防军的闲职。此刻听到秦风说他可以一人镇压地窟通道，维克托自然就激动了起来。听着维克托的问话，秦风淡笑着点了点头，缓声道：“我自然是没有说大话的，只不过封印通道这事儿还需要你们自己来动手。”说完，秦风便砍向了陈天阳。察觉到秦风看来的目光，陈天阳也不犹豫，直接就点头表示了同意。那就有劳天意先生您了。说这话之时，陈天阳感觉到一股灼热的目光在自己的身上来回打转，瞄了一眼之后，陈天阳玩味地挑起了嘴角，提议道：“天意先生，您看这样行吗？我本人不是很擅长封印术，枫叶城的其他强者在之前买2战斗之中也受了伤，要不就让圣女冕下和您一起前往地窟通道吧。作为光明教廷的圣女，我相信圣女冕下的封印术不会让您失望的。”听着这道提议，卡莱尔偷偷看了秦风一眼，眼神之中满是期许。秦风眉头一蹙，两世为人的他又怎么会不清楚卡莱尔的那点小女生心思？重生之后，秦风没有那些闲工夫去整什么狗屁爱情故事，他只想搞钱、搞经验、搞装备，疯狂的提升实力，改写华夏人民的结局。其他的事情对于他来说都是浮云。不过秦风倒是没有拒绝陈天阳的提议，毕竟有个移动 buff 工具人也是非常不错的。想到这里，秦风点了点头，同意了陈天阳的提议。而后场间众人便兵分两路，陈天阳带着枫叶城一众强者以及银月骑士团的人去搞灾后重建，而秦风则是带着满脸的欢喜，却强自伪装出平淡的卡莱尔，走向了黑教团总部所在的那个大坑。片刻功夫过后，
秦风便来到了这一处大坑的面前。与此同时，一道机械提示音也在他的耳边响起了：叮咚，检测到玩家已靠近副本黑教团的覆灭，是否开启副本参与副本试炼？不参与。秦风此时的奖励已经非常的丰厚了，也看不上这常驻副本的那一点点微薄收益。对现在的他来说，地窟通道里那些嗷嗷待宰的经验值才是最好的收益。关掉出现在面前的栏目，秦风率先跃向大坑底部。即将要落到地面之际，秦风释放出天外飞仙，将阻隔在面前的废墟劈砍成了满天的尘灰。刷刷刷刷！此时，秦风9度暴血的效果依然还在，在10倍攻速的加持之下，他每秒可以斩出20多万道刀芒。在如此巨量的刀芒的攻击之下，眼前的废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变薄。看着秦风的动作，一旁飘着的卡莱尔一阵心惊。此前他也见识过秦风释放这个技能，但那时由于距离太过于遥远，他并没有从这些个刀芒之上感觉到恐慌。然而此时却是不同，在如此近的距离之下，卡莱尔非常清晰地感觉到了那每一道刀芒之中所蕴含的无穷力量。霎时间，他看向秦风的目光之中再度多出了几丝敬仰的情绪。片刻功夫过后，秦风便完了切削。此前见过的那个地窟通道也出现在了两人的面前。啪啪2声，秦风和卡莱尔落到了地面之上。看着面前的滴溜溜旋转的地窟通道，卡莱尔被震惊得无以复加。作为光明教廷的圣女，卡莱尔的见识已然超过了绝大部分神域大陆上的人。他一眼便看出了眼前这地窟通道的不凡之处。这通道恐怕比上那9大通道也不遑多让吧。听着卡莱尔的感叹，秦风轻轻点头，解释道：你说的没错，这个通道的强度却是不是一般的通道可以比拟的。不过你也不必担心，我说了能镇压它，就一定可以。听着秦风平淡如水的声音，看着秦风高大英武的模样，卡莱尔莫名的感觉到了一股极其暖心的安全感。经过此前的那番战斗之后，此时的卡莱尔已然对秦风已经产生了一种迷之信心。即便眼前这个即将现世的地窟通道是个仅次于让教廷都非常头疼的9大通道存在，卡莱尔也无比坚定地认为秦风能在手掌反复之间轻松将其镇压下来。想到这里之后，卡莱尔不自觉的就想往秦风的身边靠，他想嗅嗅秦风的味道。不过他的动作幅度却是很小，女生的矜持让他靠近的每一步都走得无比的艰难。恰在卡莱尔忐忑着走向秦风的时候，一道嗡嗡嗡的声音却是险些将他吓了一个踉跄。回头一看，卡莱尔怒气冲冲地看向刚刚打开的地窟通道，那眼神都恨不得把这地窟通道给吃了。察觉到地窟通道的开启，一直闭目养神的秦风顿时便睁开了眼睛。要不要跟我进去？去！怎么不去？卡莱尔怒气冲冲，斩钉截铁，铿锵有力回答道。秦风点了头，一马当先的便走进了还未彻底扩散地窟通道。卡莱尔则是紧随其后，沿着秦风的步伐进入到了地窟通道之中。进入之后，两人眼前便出现了无穷无尽的黑暗。片刻功夫过后，两人便穿过了通道，来到了里世界之中。神域大陆有表里2个世界，表世界就是卡莱尔这些 NPC 所在的那个世界，而里世界则是地窟，是无尽魔物的发源之地。和表世界比起来，地窟世界可谓是贫瘠的有些惨不忍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里的魔物们才对表世界有着极其旺盛的征服欲。进入到地窟世界之后，秦风和卡莱尔便看到了密密麻麻的堆积的像是海潮一般的地窟魔物。在地窟这无比艰苦的小环境之下，每一个地窟魔物都生得无比的强壮。青铜级的地窟魔物便已然可以和白银级的表世界生物相提并论。然而无论这些地窟魔物有多么的强大，在秦风的面前，他们都只是一群待宰杀的经验值。唰的一声，秦风提着斩龙之刃，瞬间就发动了斩龙闪，冲到了一众地窟魔物的面前。嘘嘘嘘嘘嘘嘘，17919W 17919W 17919W，一阵阵刀光闪过，挡在秦风面前的所有地窟魔物便在这一瞬间变成一具具的尸体。面对着秦风高额的攻击力，挡在秦风面前的这些最低等的地窟魔物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叮咚，你击杀了青铜级地窟魔物食腐者，获得8000点经验值，获得5点功勋值。叮咚，你击杀了青铜级地窟魔物食腐者，获得8000点经验值，获得5点功勋值。叮咚，你击杀了青铜级地窟魔物食腐者，获得8000点经验值，获得5点功勋值。看着面前疯狂杀戮着地窟魔物的秦风，卡莱尔两手一摊，无聊的往战场的边缘一站，欣赏起了秦风的英姿。秦风杀怪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面对着这些最低级的单位，有没有他的加持都不重要。杀着杀着，秦风便杀到了地窟魔物的中央地带，而在他的杀戮之下，地面上的鲜血也积累到了足够的数量。察觉到了这一点，秦风便使用出了幻影替身和猩红之刃。在无限火力的加持之下，秦风的所有技能冷却时间都缩短了 90%。原本的幻影替身、猩红之刃都需要整整45秒的冷却时间，但在无限火力的影响之下，这两技能的冷却时间便变成了可怕的 4.5秒，而且还没有任何的消耗。秦风也不是那种习惯客气的人，他只想用最快的速度来刷怪。于是乎，秦风便疯狂释放起了幻影替身和猩红之刃。45秒过后，整个战场之中便出现了整整1024个秦风，与之相应的猩红之刃的也达到了整整102万4千把。到了此时，秦风的分身数量和猩红之刃的数量便达到了当前情况之下的极限值，任何一个分身或猩红之刃的消失都会马上得到补充。有了这些数量的分身和猩红之刃后，秦风便开始了疯狂的杀戮。只见战场之上，无数猩红的血莲花盛开又闭合，开合之间便有无数的地窟魔物倒在了地上，化作数之不尽的经验值。就这么一路杀一路走，不到10分钟的功夫，秦风和卡莱尔便来到了这个通道的阵法核心之处。由于这个通道才刚刚打通，
核心阵法便没有彻底固定下来，让卡莱尔有了封印他的机会。不过，在封印这个阵法核心之前，两人还需要杀光这个阵法的守卫者，以及站在魔物堆中心的那个等级高达85级的魔将。爬虫，你们居然敢斩杀我这么多的将士，你们这是在找死！看到秦风一行人的那一刻，遵从邪眸领主欧内斯特的命令，守卫着法阵核心的马格纳斯便咆哮了起来：来来来，到我面前来！我要用我的钢刀斩下你们的头颅，用来祭奠我的将士们！爬虫，为什么还不上前领死？你是想让我亲自来请你吗？听着不断从马格纳斯嘴里喷出的垃圾话，秦风就有些纳闷了。这一世重生之后，秦风每次遇到的地窟魔物都是这种废话忒多的奇葩，无论是被污染之后的克罗索，还是此前被他弄死的欧内斯特的分身，又或者是眼前的这个马格纳斯，都特么是嘴炮。不过秦风倒是没想过跟这些人对骂，在他看来，让这些地窟生物闭嘴的最好方式，就是把他们统统变成自己的经验值。想到这里，秦风连探查之眼也不想动用，带着100多万把猩红之刃，便冲向了面前的地窟魔物。此时的秦风已经开启了9度暴血，获得了整整512倍的增幅。欧内斯特的分身他都可以弄死，一个85级的小魔将又怎么可能从他的手中逃出升天？嘘嘘嘘嘘嘘嘘，猩红之刃汇聚而成的血莲花展开，又收拢。开合之际，便又有无穷的高阶地窟魔物殒命当场。15246W， 15246W， 15246W。叮咚，你击杀了传说阶魔物独眼战士，获得80W 点经验值奖励，获得5000点功勋值。一道道急促的系统提示音在秦风的耳畔响起。几分钟过后，秦风便将面前所有的魔物都杀了个一干二净，只剩下了一个地窟魔将马格纳斯。看着面前宛如杀神一般的秦风，马格纳斯一反之前那副喋喋不休的样子，后脚跟子缓缓往后方挪去。要知道，他近前的那些地窟魔物可都是地窟领主欧内斯特手下的千夫长，就算是他马格纳斯自己想要击杀掉这些个千夫长，也绝不可能做到秦风这般容易。而这也就意味着，眼前这个平平无奇的男人实力远在他之上。退后2步，发现秦风并没有向他追来，马格纳斯心一横，已顾不得面子不面子的了，转过脑袋就要跑。可是，在秦风看到他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注定要被秦风当作经验值给斩杀掉。秦风又怎愿意让这么一个大经验就这么跑掉呢？刷刷刷刷，一瞬间，整整1024个秦风同时发动了斩龙闪，瞬间便冲到了马格纳斯的身后。下一刻，整整1024朵血梅花标记便已然印刻在了马格纳斯的后背之上。要知道，马格纳斯这种魔将可不是欧内斯特那种掌握了权柄的神阶怪物，可没有战争形态那种堪称逆天的能力。没有霸体效果的他，根本就免疫不了猩红标记的印刻。感受着后背之处那数量庞大到无比惊人的印记，马格纳斯的心都凉了半截。但是强烈的求生欲望之下，他还是竭尽全力往前奔跑着。但是他的速度又怎么可能比得过猩红之刃？下一刻，整整100多万把猩红之刃瞬间便插进了马格纳斯的后背之上。嘘嘘嘘嘘嘘嘘嘘，一连串的利刃入肉的声音响起。与此同时，一道道伤害条也出现在了马格纳斯的后背之上。3481亿，3481亿，3481亿。叮咚，你击杀了85级传说阶地窟魔物马格纳斯，获得20亿经验值，获得100万功勋值。叮咚，你再度达成了鞭尸成就，鞭尸成就等阶+1，你获得50个金币。叮咚，你剿灭了一个地窟魔物军团，达成军团毁灭者成就，获得4阶称号军团毁灭者。叮咚，你深入地窟，成为了首位毁灭了地窟军团的玩家。特奖励史诗阶随机特殊道具抽取宝箱1个，特奖励高级技能书高阶防御，特奖励大师级专精卷轴大师级刀术专精，特奖励史诗阶召唤令牌亡灵召唤令。听着耳畔响起的这一道道系统提示，秦风脸上浮现出了欣慰的笑容。这一次的地窟之行收获还是非常丰厚的，不但从这些地窟魔物的身上拿到了将近1000个亿的经验值，还拿到了这么多的奖励，简直赚大发了。要不是9度暴血的持续时间快要结束了，秦风马上就要面临虚弱期，秦风还会想着在这个法阵附近多待一会儿，等待后续受害者的到来。见好就收，不要贪心。在心中告诫自己一番之后，秦风走到了卡莱尔的身边，淡然道：好了，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该轮到你了。卡莱尔轻轻点头，随后便走向了法阵核心所在的位置。走近之后，卡莱尔便念诵起了咒语。片刻过后，一道圣洁的白光便落到了满是黑气的法阵核心之上。遇到这白光的一刹那，法阵核心之上的那些黑气就像是堆上了太阳的积雪一般，瞬间就消融了下去。砰的一声，没有了黑气的包裹，法阵核心瞬间便崩毁成了一地的碎片。捡起其中的2片，卡莱尔一脸雀跃地走到了秦风的身边，举了起来，向秦风炫耀道：看到没，短短2秒钟，我便完成了封印，厉害吧？卡莱尔笑盈盈地望着秦风，期待着秦风的赞扬。可是他面前的秦风却跟没听见似的，一直愣愣地盯着远处。循着秦风所看的位置望去，卡莱尔惊恐地发现，远处居然出现了一个浑身都长满了触手的怪物。那个怪物距离他们有将近10公里的距离，但是在那怪物快得离谱的行进速度之下，这个距离却是瞬间便缩短了1/5。快走！秦风浑浊的眸子里闪过了一丝清明，他怒声提醒着卡莱尔赶快逃走。与此同时，秦风的手上也有了动作，但未等他做完这些，他的眼睛里便再度出现了泥潭一般的浑浊颜色。看着秦风异常的反应，卡莱尔心中顿时便升起了不祥的预感。突然之际，卡莱尔想起了那东西是什么。那东西他不久之前刚刚见过，只不过那时看到的是欧内斯特的分身，而这一刻朝着他们冲来的却是欧内斯特的本尊。卡莱尔心神俱震，作为光明教廷的圣女，她对于邪眸领主欧内斯特还是有着一定的了解的。作为献祭魔王手下的10大领主之一，
邪眸领主欧内斯特一共掌握着2种权柄，第一便是之前见识过的血肉操控，那个威力极其恐怖的，瞬间便夺去了无数枫叶城将士的技能，生命虹吸便是这一权柄的具象产物。第二个便是让秦风的意识陷入到混沌状态的精神操控，只要等阶在神阶之下，中了这一招之后，便几乎不可能脱困。秦风之前说出的那句提醒，已然算得上是奇迹之中的奇迹了。想到这里，卡莱尔强忍住心头的恐惧，强行调动起了全身所有的魔力，催动起了手中的法阵核心碎片。淡淡的光晕从法阵核心之上泛起，将秦风和卡莱尔笼罩了进去。见着此景，欧内斯特顿时就怒了。秦风跟他可是老仇人了，此人不仅杀了自己的工具人，弄死了自己的分身，居然还敢跑到他的地盘上来，灭杀掉了整整一个军团的士兵。在感知到秦风的气息出现在地窟世界之后，欧内斯特便强行从沉眠状态之中复苏了过来。之后，他更是跋涉了将近18万公里，从他领地的最东边跑到了最西边。为了赶路，欧内斯特强行对抗着沉眠后的虚弱状态，全力催动了血肉腾空权柄，改造出了108条触手。为了留住秦风，欧内斯特更是不计代价，强行催动了他还未完全掌控的权柄精神操控，将秦风拉入了混沌状态之中。在付出了如此的巨大的代价之后，欧内斯特又怎能眼睁睁地看着秦风从他的领地里面逃走？而敢！欧内斯特一声大吼，甩出一道触手，直直地砸向全力催动招法阵碎片的卡莱尔。呼呼呼呼！半空之中，在血肉控制的影响之下，这只被伸出来的触手疯狂地生长膨胀着。片刻不到，这根触手便扩大的足足10倍有余。看着这条即将抽上自己身子的触手，卡莱尔绝望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与此同时，他控制着法阵碎片的光团，缓缓围着秦风收缩。就现在的情况来看，以他的等阶，根本不足以在触手到来之前，利用法阵碎片将2个人送离这个世界。为此，卡莱尔只好选择牺牲自己，把他心仪的人送回阳光明媚的世界。再见了。2行清泪从卡莱尔的脸上滑落，尽管此时的他已经紧紧地闭上了自己的双眼，他也挡不住这滚滚而来的泪水。他舍不得死，他舍不得离开秦风，但他却不得不这样做，他不想让秦风死。见着这一幕，欧内斯特脸上浮现出残忍的笑容。好感人啊，这么感人的故事怎么可以分别呢？都留下来吧。欧内斯特心中洋溢着异样的兴奋感觉，从他记事的那天开始，他最喜欢的场面便是这等死离死别，而他最喜欢做的事儿便是亲手造就这等生离死别。想到这里，欧内斯特骤然发力，将全身的力量都灌注到了那只甩出的触手当中。咕嘟咕嘟，一阵令人牙酸的声音炸开，已经扩大了10倍的触手再度暴涨开来，变成了一个直径足足有20米的大棍子。嗡嗡嗡嗡，在这根棍子的抽击之下，空间都开始嗡嗡嗡嗡的震动起来。然而，可就在这根巨棍一样的而触手抽击在卡莱尔的身上之时，一把长刀却是挡在了卡莱尔的面前。咔嚓，锋利的斩龙之刃瞬间便切开了欧内斯特抽来的触手，将之斩成了2段。察觉到这一份异样，欧内斯特惊恐地看向秦风。怎么可能？他才什么阶位？怎么可能破解得了我的精神控制？欧内斯特心头巨震，然而在一看之下，他才发现秦风的双目之中依然没有半点清明之色。很明显，此时的秦风并没有逃出精神控制的影响。欧内斯特疑惑了，但是在片刻之后，他却是想起了此前不久他那具分身临死之前的感受，是那把刀。一想到此，欧内斯特瞬间就把目光从秦风的身上抽了回来，转而看向了秦风手中的斩龙之刃。一看之下，欧内斯特顿时就倒吸了一口凉气，居然是个成长型武器，居然还成长到了传说剑，还觉醒了气灵，这气灵的灵魂强度居然还达到了133万点。难怪啊，难怪他可以杀死我的分身，原来是这等传说之中都不曾出现过的武器的功劳。一念及此，欧内斯特便升起了将这等神器据为己有的心思。对于别人来讲，这等可成长型武器是无法更换主人的，即便抢了过来，也是个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鸡肋。可欧内斯特却是不同，他的顶头上司献祭魔王刚好掌握着巧取豪夺的权柄，只要目标的阶位在他之下，就可以强行掠夺掉目标的灵性。若是斩龙之刃晋升到了神阶，这条效果自然就会失效。但让欧内斯特特别兴奋的是，眼前这个绝世宝物却是没有达到神阶。天助我也！拿来吧你！强忍着剧痛，欧内斯特不管不顾地催动着片血肉操控权柄，强行压缩了伸出去的那只触手，想要把斩龙之刃从秦风的手中夺回来。可就在此时，卡莱尔手中的法阵碎片却是爆发出了一阵灿烂的光芒，下一道圆圆的传送圈便出现在了秦风的脚下。再见了，天意！卡莱尔满脸泪痕地看着秦风，而他的手却是放开了一直牵扯住的衣袖。传送圈泛起光芒，秦风的身影渐渐淡化。欧内斯特怒火中烧，但此时的他却无法拦阻秦风。气急之下，欧内斯特只能把怒火瞄准卡莱尔。然而，正当他想要把卡莱尔搅碎成渣之时，异变却是再起。只见斩龙之刃引导着秦风的右手迅速往前一伸，借着这段距离，斩龙之刃挽出了一朵刀花，非常巧妙地陷进了卡莱尔的衣服之中。而后，斩龙之刃便用刀背将卡莱尔整个人都给挑了起来。与此同时，斩龙之刃的刀身之上也泛起了莹莹幽光，瞬间便将秦风脚下的圆圈扩大了整整1倍，不多不少，堪堪把卡莱尔装了进去。呼！传送圈泛起幽光，卡莱尔同秦风一道消失在了地窟世界中。看着眼前这空空荡荡的一切，看着到手的鸭子就这么飞了，欧内斯特鼻子都要气歪了。传送圈亮起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这一次很难阻挡秦风的离开。然而他没想到的是，他不仅没能拦住秦风，
就连秦风身边那个拥有着神灵血脉的小女娃娃，他也没能留下。啊！欧内斯特咆哮着挥舞起了自己的触手，在地窟世界里大肆破坏环境，丝毫不因为这里是他的地盘而怜惜。和此时愤怒的无以复加的欧内斯特不同，回到表世界的卡莱尔一脸震惊地看着挑着自己妖姬衣物的斩龙之刃。在欧内斯特无法阻拦秦风，从而将目标对准他自己的那一刻，卡莱尔已经做好了和这个世界、和秦风彻底告别的准备。可就是在那千钧一发关头，他却被秦风手中的这把平平无奇的长刀给拯救了。卡莱尔心中千头万绪，五味杂陈。他感激着斩龙之刃拯救了他的命，却又因为触碰到自己身体那东西只是一把冰冷的刀而感到遗憾。遗憾着，眼神混沌的秦风渐渐恢复了清醒。察觉到主人的复苏，斩龙之刃嗡嗡震颤着向秦风邀功。然而灵智初开的斩龙之刃明显脑子不是很好使，他忘记了把自己从卡莱尔的衣服里抽出来。只听得哗啦哗啦的声音响起，还插在卡莱尔腰际的斩龙之刃绞碎了卡莱尔身子一侧的衣服，顷刻之间就把一抹白腻腻的春光给拨开，送到了秦风的面前。卡莱尔一脸懵逼的看了看斩龙之刃，又看了看同样懵逼的秦风。这刀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办？好羞耻！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千万不能啊！他伸出一手捂住自己的嘴，不让自己叫出声。另一只手则是拨开了胡乱晃悠的斩龙之刃，扯着腰间的碎布遮掩着自己不堪一握的腰肢。但纸包不住火，零碎的布片自然也收不住满园春色。卡莱尔的脸红了，像人间四月的桃花；卡莱尔的眸子也润了，像雨后清晨里蓄着露珠的花蕊。仔细分辨着卡莱尔眼神之中的韵味，秦风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我算了，不解释了。秦风控制着脸上的肌肉，面无表情的把收回了斩龙之刃，面无表情的背过了身子，朝着枫叶城中心之处的位置而去。此前在斩杀了数之不尽的地窟魔物之后，斩龙之刃的气灵获得了极其巨大的好处。气灵的灵体强度直接突破了100万的大关，使得斩龙之刃的气灵拥有了初步的灵智。也正是得益于这一份生发的灵智，秦风和卡莱尔才能从邪魔领主的手中逃生。回忆着精神混沌之时斩龙之刃搞出来的那些动静，回味着当时那种自我意识陷入混沌状态，却又从斩龙之刃上获得一丝清明的状态。秦风决定消化完世界副本和地窟之行的奖励之后，得找个时间好好研究一下斩龙之刃的气灵。他的直觉告诉他，斩龙之刃的气灵将会是他面对神阶之上的敌人之时的又一张底牌。想到这里，秦风便加快脚下的步子，朝着枫叶城转至大厅而去。无比幽怨地看着秦风离开的背影，卡莱尔气得猛跺脚。不解释就不解释吧，好歹绅士一点点，拿件衣服给自己披上。就算不用自己身上的衣服，储物装备里随便拿一件出来，不也很轻松的吗？能费多大劲？就算不给我披衣服，那你好歹多看两眼啊！就这么走了算什么事儿？我就那么的没有吸引力？想到这里，卡莱尔低下头，瞅了瞅自己白嫩的腰肢，看了几眼之后，他还用手摸了摸，检验了一下手感好坏，又白又细，不是挺好？难道他喜欢粗一点的腰？不，我不允许，我不改！卡莱尔旁若无人的摆呼着，时而跺脚生闷气，时而转着眼珠子环视着自个儿的身段，时而伸着手，一脸陶醉的摸着自己裸露出的纤腰，直接就把躲在一旁偷看了多时的陈天阳一行人给看傻了。虽然以他们所在的位置，并不能看清楚卡莱尔手上的动作和那引人遐想的春光，但毕竟都是成年人了，没吃过猪肉，也见识过猪跑，在他们的脑补之下，他们也还原了那一让人脸红脖子粗的场面。此前，在法师公会和佣兵公会以及残存战士们的帮助之下，陈天阳一行人很快就完成了枫叶城的重建。弄完重建工作之后，陈天阳便带着一行人往的窟通道的位置赶。好巧不巧的，他们正好碰上了封印完地窟通道回归的表世界的秦风二人。然而，还未等他们赶上去打招呼，他们便看到了无比震惊的一幕。秦风用刀挑碎了卡莱尔一侧腰肢的衣服。由于信息的缺失，这些人并不知道刚回到表世界之时，秦风的精神还处于混沌状态之中。他们理所当然的就把挑开斩龙之刃干的蠢事儿扣到了秦风本人头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以隆德施泰德为首的一众神殿骑士差点就忍不住了，就想冲上去把这个亵渎圣女的登徒子给生撕了。好在陈天阳的友情提醒之下，他们回想起了秦风那恐怖到了极点的战斗能力。他们下定了决心，只要这个登徒子不再有下一步的动作，他们就不和秦风一般见识。唯唯诺诺，忍气吞声，偷偷记录，无能谴责，暗自声讨。就在一众神殿骑士期待着卡莱尔义正辞严的斥责秦风，并奖励这个登徒子一个大嘴巴子的时候，卡莱尔的反应却是直接震碎了他们的三观。卡莱尔不但没有在秦风的面前展露出一个光明教廷圣女应该有的庄重严肃，反而娇羞了。娇羞？这他妈是圣女可以干出来的事儿？面对这种亵渎，圣女应该做的不就是给予不敬之人最为严厉的惩处吗？她怎么可以娇羞？怎么可以一边捂着自己腰，一边堵着自己的嘴，替这个登徒子打掩护？神殿骑士们义愤填膺，气得火冒三丈，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但生气归生气，嫉妒归嫉妒，愤恨归愤恨，这些人却是不敢妄动半分，他们可没有那实力，只能在心中期待着秦风能够认清楚自己的错误，好好的给圣女道歉，最好是跪下列出自己的十宗罪，并宣誓以后不敢了。但想象终究只是想象，他们的愿力还没有强大到扭曲现实的地步。秦风没有道歉，没有解释，更没有拿出衣服给春光乍泄的圣女披上。更加气人的是，面对着如此动人、如此美丽、如此娇羞的不可方物的圣女，这个逼居然特么一点反应都没有，直接就走了。这特么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我特么都想多看两眼。神殿骑士们咬牙切齿，
嫉妒的都快要发狂了。然而那时的神殿骑士们还不知道，伤害他们最深的还不是秦风这个登徒子，而是他们发誓要用性命去守护的圣女。作为被光明教廷选中的专门用来保卫圣女的战士，银月骑士团的这些小伙儿从很小的时候便被带上了神山。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教导他们的人就一直给他们灌输一个概念，要保卫教廷，保卫光明教义，保卫圣女。其他的东西还好，都是些非常古板的东西，非常的容易理解，但保卫圣女这一条却是让小时候的神殿骑士们晕乎了好久。在他们看来，一个满脸鼻涕的小破妞有什么可保护的，一点都没劲儿。然而当他们长大，当圣女卡莱尔出罗成大姑娘的那一天，他们才幡然醒悟了过来。那一刻，他们从心底里认可了长辈们的教导，无比坚定地认为卡莱尔才是这个世间最值得他们保卫的，什么教廷，什么教义都得往边上靠一靠。可就在今天，就在这个暖洋洋的夏日里，他们却被自己爱慕着的圣女狠狠泼了无数个冰桶。那感觉很凉，透心凉，那感觉很冰，彻骨寒冰。而这一切都要从卡莱尔那幽怨的眼神说起。得益于自身的经历，这些神殿骑士非常轻易的就从卡莱尔望向秦风的那个眼神之中看出了其中饱含着的幽怨。卡莱尔当时的那副模样和他们看见卡莱尔与秦风一起走向黑教团总部时的样子别无二致。但若是仅仅只是幽怨也就罢了，他们自信以后的日子还很长，他们自信时间可以冲淡这一切。可他们偏偏好死不死的从卡莱尔自我审视的动作里看出了些许爱而不得的自卑，和他们在无数个午夜梦回之际那空无所依的样子一般无二。觉察到这一点，围观着的神殿骑士瞬间集体破防，他们的心底同时响起了咔嚓咔嚓的响动，那是心碎的声音。和心碎成八块的神殿骑士们不一样，见到这一幕的陈天阳却是坚定了自己的主意。这一次他发誓要把这根红线给绑死了。眼下卡莱尔这边的信号已经非常的明确了，接下来需要他做的便是在教皇的面前好好替秦风吹嘘一番，把教皇这一关给过了。至于秦风，抱歉，陈天阳就没有考虑过秦风会拒绝自己的提议。在他看来，只要是个男人就无法拒绝卡莱尔这样一个爱慕着自己的美丽姑娘成为自己的妻子。男人都是视觉动物，陈天阳不信秦风可以例外。想到这里，陈天阳便咳嗽了一声，缓缓从角落之中显露出了身形。察觉到周遭环境之中的异常响动，卡莱尔抬起红扑扑的脑袋，一脸惊诧地望了过去。视线转移的那一刻，卡莱尔非常迅速地从储物戒指之中取出了一件宽大的披风，盖在了自己的身上。被秦风看了却还好，卡莱尔甚至还有点别样的刺激。但若是被其他人看到了自己的身子，哪怕只是半点春光，卡莱尔都不愿意。套上衣服之后，卡莱尔一脸严肃，快步走到了陈天阳一行人的面前，厉声问道：“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的？怎么不跟我说一声？”说话间，卡莱尔美目一寒，无比严厉地看向银月骑士团众人，脸上满是怒意。神殿骑士们一脸的委屈，不过这委屈之中却是裹满了陈年老醋。他们支支吾吾着，半天也放不出一个完整的屁来。见到这一幕，心思活络的陈天阳站出来打圆场道：“圣女冕下，我们都是刚到，天意先生呢？他没跟你一块吗？”一听这话，色厉内荏的卡莱尔长出了一口气，强压着砰砰作响的心跳，尽可能表现出是镇定模样，淡然道：“他还有点事儿，好像已经走了。”“哦，是这样的，我还没来得及给他道谢呢，终究是来迟了啊。不过呢，也算挺好，正好等我处理完手上事情之后，带着礼物去见他。”陈天阳笑眯眯地说着话，眼神之中饱含着你懂我也懂的暗示，明目张胆地提醒着卡莱尔。察觉到陈天阳眼神之中的莫测意味，卡莱尔的直觉告诉他，陈天阳口中所说的那个礼物和他自己有着莫大的关系。不过此时的卡莱尔非但没有因为可能之中的你物化而生气，反而无来由地期待了起来。为了确认自己的猜想，卡莱尔一本正经地看向陈天阳，强压着心底浓烈的期待，伪装出半分好奇道：“哦，三皇子殿下还给天意先生准备了礼物，能给我说说吗？我也想给天意先生送一份谢礼过去，感谢他为枫叶城百姓所做的这一切，我没别的意思，就是不希望和三皇子殿下的礼物重复了。”听到这话，陈天阳觉察出卡莱尔洞悉了自己的部分暗示，于是便向卡莱尔发起了邀请。“哦，圣女冕下也有此意，那好啊，那我们可就得好好合计合计，怎么把这份礼物送到天意先生手里了，毕竟我们可不知道他是什么意见，想要称他的心意，这里面的难度可不小。”说话的时候，陈天阳有意无意的用下巴点了点北边。看到这一动作，卡莱尔的脸瞬间就红了。北边可是光明教廷神山所在的位置，这意味着他的预感没有出错。教廷山，他的意见难度不小。陈天阳难道想说服老师把我嫁给天意？这怎么好意思啊？也不知道为什么，看见陈天阳指着北方的下巴，卡莱尔瞬间便猜透了陈天阳的想法。兴许这就是女人那种的有点可怕的直觉吧。不过尽管此时的卡莱尔已经非常的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到脸蛋儿都不可遏制的发红发烫，但在他心底浓浓的期待感却是茁壮生发了起来。想象着在老师的祝福之下，他与秦风喜结良缘，卡莱尔的脚趾便不由自主地抓在了一起，无处安放的小手也紧紧地攥住了自己的衣角，使劲地捻动着。看着莫名其妙脸就红了的圣女，银月骑士团的一众憨憨瞬间就懵逼了。凭他们单身这么多年，已经生了锈的脑瓜子，听不出两人言谈之中的深层含义。更有蠢人以为圣女脸红是因为披着披风给热的，居然好死不死的释放了几个小旋风，围着卡莱尔吹呀吹，给卡莱尔降温。看到这一幕，花丛老手陈天阳顿时就乐不可支。难怪啊，难怪你们近水楼台这么多年，反而被一个远在天边的人物给先得了明月。就这比啊，我要是个女的，我也看不上你们。不过陈天阳并没有将这些话给说出来，毕竟这种事情不亲身经历过是不会有深刻的体验的。为此
陈天阳决定一定要找借口把这群人留下来，让他们亲眼见证自己敬畏若神明的姑娘是如何被另外一个男人给带走的。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弄明白卡莱尔的心思，搞清楚他能为此事做到什么程度，以增加他在教皇面前给秦风吹嘘的筹码。想到这里，陈天阳便朝卡莱尔使个眼色，而后淡然道：“圣女免下，要不到我府上一叙，我们好好商量商量，合计合计。”卡莱尔点了点头，红着一张脸便答应了陈天阳的提议。与此同时，他还非常嫌弃的摆手，挥灭了在他脑袋边上缭绕着的小旋风，让某个神殿骑士刚刚才愈合的小心脏再度破碎成了一块块苍白的玻璃渣子。话分两头，在卡莱尔想着如何拿下秦风的同时，秦风已然来到了转职大厅之中。看着眼前这空空荡荡的转职大厅，秦风无奈地叹了口气。由于欧内斯特的肆虐，转职大厅里的那些个服务人员早就变成了齑粉，整整齐齐地铺在了大厅的地板之上。没有了服务人员的帮助，想要完成转职，就需要秦风自己启动机器，属实有点麻烦。费了一会儿功夫，调试好转职舱之后，秦风便走进了转职舱里，并关好了舱门。啪嗒一声，舱门应声关闭，一道机械提示音在秦风耳畔响起：“叮咚，检测到玩家天意持有进阶任务完成卷轴，是否使用此卷轴完成转职任务？”听到这道提示音，秦风毫不犹豫便做出了决定，立刻使用。叮咚，玩家天意使用了进阶任务完成卷轴，转职任务已完成。检测到当前角色等级已达到30级，且完成了转职任务，符合转职条件，是否立刻转职？立刻转职。话音落下，转职舱引导出了一道巨大的力量，并将之灌注到了秦风的身体之中。下一刻，一阵熟悉的感觉自身体之中生发。与此同时，秦风的耳畔响起了一道道机械提示音：“叮咚，恭喜您成功完成战士职业3转，成功晋升猩红收割者3阶。叮咚，你获得100点自由属性点奖励。叮咚，你获得属性点重置机会1次，属性点已重置。叮咚，您获得职业专属技能猩红之力。叮咚，你成功完成了职业2转，等级上限已突破到40级。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31级，消耗60亿经验，你获得160点属性点奖励，大祝福数属性点翻倍。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32级，消耗70亿经验，你获得160点属性点奖励，大祝福数属性点翻倍。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40级，消耗150亿经验值，你获得160点属性点奖励，大祝福数属性点翻倍。叮咚，检测到角色天意已经达到了40级，第4天赋无限成长成功解锁。叮咚，检测到当前角色等级已到达等级上限，多余的经验值已存入经验池之中，4转之后自动领取经验值。听着耳畔响起的提示音，秦风脸上的笑意愈发浓厚了起来。世界副本给他带去的好处实在太大了，单是那4000亿点的经验值，便足以让他的等级达到50级，并完成职业6转条件。值得庆幸的是，他还从副本之中拿到了3张进阶任务完成卷轴，只要等级到了，他就可以直接完成转职，简直不要太轻松。想到这里，秦风也不急着查看身体之中的变化，以及查看新获得的技能。他再度将意识连接上转职舱，开启了第2轮的转职。叮咚，检测到玩家天意持有进阶任务完成卷轴，是否使用此卷轴完成转职任务？同样的机械提示音短时间内第2次响起，不过秦风却没有感到厌烦。他按照转职的程序使用了转职书，再度开启了转职。叮咚，玩家天意使用了进阶任务完成卷轴，转职任务已完成。检测到当前角色等级已达到30级，且完成了转职任务，符合转职条件，是否立刻转职？立刻转职。话音落下，磅礴的能量涌入秦风的身体，疯狂地改造着他。和之前的那3次转职不同，这一次转职带给秦风的能量加持多出了好几个量级。察觉到这一次的异样，秦风的脸色并没有什么变化。作为重生者，秦风自然知道此次异常发生的原因。在神域之中，角色的等阶每提升3阶，比如3阶进入4阶，6阶进入7阶，都会获得质变。嗡嗡嗡嗡，转职舱嗡嗡震动了起来，磅礴的能量好似无穷无尽似的，足足灌注了将近半个小时才停下来。秦风目瞪口呆地体验这一切，他发现这一次的3阶转4阶好像没有他意料之中的那般简单。在秦风无比诧异之时，一道道机械提示音在他耳边炸响开来。这些提示音的每一个文字都在提醒着秦风这一次转职的不同寻常之处。叮咚，恭喜你完成战士职业4转，获得战士职业通用技能奖励，你获得战士职业通用被动技能高级防御、高级恢复。叮咚，恭喜您成功完成战士职业4转，成功晋升猩红主宰1阶。叮咚，你获得属性点重置机会1次，属性点已重置。叮咚，你获得1000点自由属性点奖励。叮咚，您获得全技能等级上限+1。叮咚，您获得职业专属技能鲜血统御。叮咚，您获得职业专属技能猩红决斗。叮咚，您获得职业专属技能猩红国度。叮咚，你成功完成了职业2转，等级上限已突破到50级。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41级，消耗850亿经验，你获得600点属性点奖励，大祝福数属性点翻倍。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42级，消耗950亿经验，你获得600点属性点奖励，大祝福数属性点翻倍。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43级，消耗1050亿经验，你获得600点属性点奖励，大祝福数属性点翻倍。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44级，消耗1150亿经验，你获得600点属性点奖励，大祝福数属性点翻倍。听着耳畔响起的提示音，秦风直接就愣在了原地。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那剩下的3900多亿的经验值，只把他的等级从40级提升到了44级。
通关世界副本之时，作为唯一上榜且拥有着1000多万点的副本积分的玩家，秦风仅从副本结算奖励之中便获得了整整4000亿的经验值，再加上一路击杀怪物，获得的那将近200亿的经验值，单只是一个世界副本便给他贡献了将近4200亿的经验值，再加上地窟一行斩杀100万地窟生物所获得的1000多亿点的经验值，他总获得的经验值便达到了恐怖的5200多亿。即便从26级升到40级，花掉了1220亿的经验值，他也剩下了将近4000点的经验值啊！这么多的经验值，怎么算也不止才提升4个等级啊！想到这里，秦风心中升起了一种预感，他感觉这一次的异常应该是猩红收割者进阶成猩红主宰造成的。于是乎，秦风点开了自己的信息面板，查看起了猩红主宰的信息。猩红主宰一阶，唯一隐藏职业，等级 SSSS， 唯一 SSSS 职业。效果1，每提升1级，提供300点自由属性点，由于玩家受到大祝福数加持，属性奖励翻倍为600点。2，每提升1级，需要5000的经验值。3，后续转职无需转职书，自动转职为上位职业。介绍：登神之路将以累累白骨铺就。看完了猩红主宰的介绍，秦风悬着的心总算落到了地上。此刻他明白了此次等级提升了异常。成功晋升为猩红主宰之后，秦风每次升级能获得的自由属性点便翻倍到了300点，经过大祝福数的加持之后，更是达到了恐怖的600点。都不说和一般的玩家对比了，即便是和2阶时候的秦风相对比，这个增幅也是提升了将近8倍。不过如此恐怖的提升并非是没有代价的。转职成猩红主宰之后，秦风每一级提升所需要的经验便从原来的10倍变成了如今的50倍。想着每次升级所需的那无比庞大的经验，饶是秦风这般知晓神域发展进程的人物，都开始为经验值而发愁了。不过发愁归发愁，秦风也不是没有办法。他既然可以让世界副本黑教团的覆灭提前到来，那他也有办法让更多的世界副本提前到来，甚至于让国战、让大区战争提前到来。只不过到那时候他爽是爽了，全世界其他的玩家心估计都得碎了，痛并快乐地忍受着远超出他们能力的怪物。不过经历过此前那番谩骂之后，秦风已然选择了独自挑起大梁。此时的他连华夏的玩家都不想管了，更何况是其他大区的玩家。想到这里，秦风便打开了自己的技能面板，查看起了新获得的技能。首先引入眼帘的便是2个战士职业的通用技能：高级防御，等级 Max 加1，类型被动，技能效果提升 2.5 倍防御力，冷却时间无冷却。介绍：战士职业通用被动技能，等阶达到4阶后有机会获取。高级恢复，等级 Max 加1，类型被动，技能效果提升 1.25 倍恢复能力，冷却时间无冷却。介绍：战士职业通用被动技能，等阶达到4阶后有机会获取。这是2个被动能力，每个战士职业的玩家完成职业4转的时候都有可能抽取到这2个通用技能。不过秦风的这2个通用被动却和其他的玩家不同，原本的高级防御和高级恢复分别能够提升2倍的防御能力以及1倍的恢复能力，但因为晋升猩红主宰后，秦风得到的那个全技能等级上限加1的效果，这2个技能都得到了 25% 的加强。看到这里，秦风不由得再度感叹唯一 SSSS 级隐藏职业的强大。与此同时，他也更加期待他的职业专属技能会因为这一次的等阶提升得到何等的增强。于是乎，秦风滑动起了技能面板，查看起了后面的技能。由于前世的经验，秦风知道一个技能突破了等级上限之后，变化会非常的夸张。由于有着这样一份心理准备，看到幻影替身和天外飞仙的提升之时，秦风并没有太大的震惊。天外飞仙，等级11级，技能效果传送至空中，攻速提升 350%， 持续发动斩击，造成范围伤害，伤害范围300码，每到斩击伤害值，使用者攻击力的 100%， 蓝耗200点，冷却45秒。介绍：大剑士白河愁的成名绝技幻影替身，等级11级，技能效果1，传送至方圆100米之内的任何一个地点，并在原地留下幻影替身，替身会模拟本体的动作，伤害为本体的 100%， 替身持续时间为30秒。2，开启瞬间驱散所有异常状态，蓝耗100点，冷却时间35秒。介绍：幻术大师克莱恩的招牌技能，用好它，你会成为下一段传奇。等级上限从10级提升到11级之后，幻影替身的冷却时间从最初的45秒减少到了现在35秒。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之下，替身消失的5秒之后，秦风便能够再度使用替身。但是可别忘了，秦风现在已经到达了40级，早已觉醒了第3天赋无限火力，所有技能的冷却时间都缩短了 90%。短短10秒的冷却时间缩减，并没有给秦风带去多大的增益。和幻影替身鸡肋一般的提升不同，天外飞仙突破等级上限后的提升却是不小。开启天外飞仙之后，秦风所获得的攻击速度加成，从原来的 280% 变成了现在的350%，使得解锁10倍攻速天赋后，秦风那已然快的离谱的攻速再度上了一个台阶。看着天外飞仙这提升，秦风满意的点了点头，而后便把目光转移向了他那一堆专属技能。首先引入眼帘的是猩红之刃和猩红标记。猩红之刃，等级11级，技能效果凝聚鲜血汇聚成猩红之刃，每柄猩红之刃伤害为角色攻击力的 150%， 最多凝聚150把，持续30秒，蓝耗200点，冷却时间45秒。介绍：猩红收割者塔马西的招牌技能，曾无数人惨死在猩红之刃下，
猩红标记，等级11级，技能效果：释放出一枚猩红标记，攻击标记目标时获得300%的增伤效果，标记不可叠加，持续时间12秒。蓝耗100点，冷却时间无。介绍：没有人可以逃避猩红。看完这两个技能的提升，秦风说不激动都是假的。作为他伤害能力最强的两个技能，猩红之刃和猩红标记的提升，让秦风这个见过世面的都有些局促了。等级上限加1之后，每次发动猩红之刃，秦风所能凝聚的刀刃便从最开始的100把变成了现在的150把。最恐怖的是，每把猩红之刃所继承的攻击力从原本的100%提升到了150%。以秦风那本来就无比恐怖的基础攻击力，这50%的提升可谓是史诗级的加强了。然而，这还不是秦风此次获得的最大的增伤效果。最大头的还是帮助秦风斩杀过无数强敌的猩红标记。在此之前，猩红标记能给秦风带去200%的增伤，而现在这个技能带来的增伤效果却是直接冲到了300%。第三天赋无限火力解锁之后，秦风便可以利用技能机制，通过不停的释放幻影替身来打破猩红标记不可叠加的效果。掌握了这种能力之后，秦风的输出本来就已经高的非常的离谱了。只要面对的敌人没有霸体一类的能力，或者说没有掌握到那些诡异的权柄，秦风便可以在完成分身的蓄积之后将其秒杀掉。今日猩红标记的等级突破之后，秦风更是如虎添翼。一个猩红标记300%的伤害增幅，直接就让秦风的极限伤害能力再度提高了一大截。长出2口气，平缓了一下自己粗重的呼吸，秦风将目光看向了他唯一一个控制技能猩红断头台。猩红断头台，等级11级，技能效果：召唤猩红断头台，强制锁闭目标行动，造成250%攻击力的伤害，并造成4秒眩晕。蓝耗50点，冷却时间45秒。介绍：猩红收割者专属对单技能，拥有着超高的伤害和超强的控制能力。由于此前着实被猩红之刃和猩红标记给震撼了一把，看到猩红断头台体的变化之后，秦风的情绪并没有出现太大的波动。等级上限突破后，猩红断头台体的控制时间从最开始的3秒眩晕变成了现在的4秒眩晕，提升不可谓不大。但是由于秦风那高的突破天际的杀力，这一点点的控制时间并没有被秦风放在心上。能杀死的敌人用不了1秒便会被秦风砍死，而不能用正常方式弄死的敌人，即便多了1秒的控制时间，也不见得能给秦风带去多大的转机。总之挺鸡肋的。一番感叹过后，秦风收拾好心情，看向了两个等级为 Max 加1的技能。鲜血魔警，等级 Max 加1，技能效果：一、血量提升500%；二、异常状态抗性提升100%；三、每击杀一名敌人，掠夺敌人50%的生命值，储存在血池之中，血池储存上限为角色血量的1000%。血量被清空之后，角色自动重生，并从血池储存血量之中获得治疗。多出的储存血量会1比1化作护盾，护盾持续30秒。4. 效果3可以主动释放，冷却时间30分钟。限制：猩红收割者职业专属技能。介绍：杀戮会让你更加强大。暴血，等级 Max 加1，技能效果：一、燃烧当前一半的生命值，获得100%的全属性增幅，可叠加9次，持续30分钟。暴血结束后进入虚弱期，虚弱期6小时，可通过再度暴血解除。2. 暴血后解除血量上限锁定，消耗一半当前生命值，冷却时间无。介绍：被诅咒的秘术，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使用它。呼呼呼！看完这两个技能的介绍过后，秦风长长吐出一口浊气。如果说此前的3个专属技能的提升是数量上的变化的话，鲜血魔警和暴血的改变就是是质变。原因无他，只因为这两个技能的技能描述出现了改变。等级突破过后，鲜血魔警多出了一条技能描述，让这个技能拥有了第4个效果，直接让其从一个被动触发的能力变成了一个可以主动释放的技能。只要血池之中储蓄着足够的血量，秦风就可以随时随地开启鲜血魔警，获得治疗和护盾。更为可怕的是，在第3天赋无限火力的加持之下，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只有3分钟。以秦风那高的可怕的伤害能力，他完全可以利用这3分钟的冷却时间，把自己变成一个永动机。说完了鲜血魔警，再来看看暴血的提升。突破等级限制之后，暴血一共有2个大的提升：一是虚弱期从原本的12个小时变成了现在的6个小时，减少了一半；二就是解除了暴血之后血量上限锁死的弊端。在此之前，秦风开启9度暴血之后会得到512倍的全属性增幅，但与之相应的，秦风当前所能拥有的血量也会暴血之前的基础上受到512倍的减损，并受到锁定。无论秦风拥有多么恐怖的吸血能力，他都无法冲破这个锁定的限制。然而今日之后，这个最大的弊端却是解除掉了。这就意味着秦风可以利用屠戮者称号的吸血效果，或者是鲜血魔警的恢复效果，将自己的血量恢复到极致状态。要知道，秦风可还有着鲜血魔警500%生命值增幅，一旦让秦风恢复到了极致状态，他的生命值就将比绝大部分的 BOSS 还要多。想到这里，秦风竭力控制着自己的呼吸，便把目光缓缓挪移向了新获得的4个技能。秦风首先注意到的便是此番获得的这4个技能之中为非 Max 级的技能猩红之力。花了9个属性点将猩红之力升级到11级之后，秦风便点开了这个技能的介绍。猩红之力，等级11级，技能效果：消耗10%最大生命值，获得500攻击力提升，获得真实伤害效果。
持续5秒。蓝耗5，冷却时间30秒。介绍：猩红收割者专属技能，拥有着足以杀死神灵的伟力。看完这个技能的介绍之后，秦风满意的点了点头。猩红之力的主要作用是提高秦风的伤害能力，和此前的猩红标记属于同一类的，并且能够相互叠加。开启这个技能之后，秦风就不仅能获得500%的攻击力提升，还能获得真实伤害能力。而且因为此时的秦风已然觉醒了第3天赋无限火力，受到无限火力的影响，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直接就降低到了3秒钟。也就是说，只要秦风的回血速度能够跟得上，他就可以一直开着这个技能。不过这个技能也不是没有缺点的，一旦等到秦风到达了60级，觉醒了第6天赋是神之力，这个技能的效用就会大打折扣。不过此时的秦风倒也没有嫌弃这个技能，毕竟此时的他才44级，离60级还隔着天文数字一般的经验值。对于现在的秦风而言，猩红之力所提供的真伤效果还是非常的有用的。看完了猩红之力的描述后，秦风便将目光转移向了鲜血统御。鲜血统御等级 Max+1， 技能效果：每10点裸装力量，提升2点的智力、敏捷、体质。蓝耗5，冷却时间5。介绍：用鲜血染红整个世界。看完鲜血统御的介绍之后，秦风直接倒吸了一口凉气。和之前获得的2个初始等级为 Max 的技能不同，鲜血统御的描述属实有些过于简单，但简单却并不意味着这个技能不够强。有了这个技能之后，秦风便不用把自由属性点用在其余几个次属性之上，只需要疯狂的点力量值，他的另外3个属性就会随之水涨船高。长吐出一口气，秦风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强压下此刻就加点的想法，把目光转向了猩红国度以及猩红决斗的介绍。猩红国度等级 Max+1， 技能效果：召唤猩红国度，翻盖范围2万码，范围随等阶提升而提升，持续30秒。处于领域之内时，获得权柄锁闭能力，每锁闭一种权柄，消耗2万点生命值。蓝耗5，冷却时间1小时。介绍：猩红的国度里只能有猩红主宰的生命。猩红决斗等级 Max+1， 技能效果：消耗1半最大生命值，强制将目标拖入异次元，并建立起绝对沉默领域，无视任何规则与权柄，不受任何效果影响。在此领域之内，双方均无法释放任何主动能力，包括但不限于主动技能、装备技能、道具能力。持续15秒。蓝耗5，冷却时间1小时。介绍：猩红主宰塔玛西的招牌能力之一，即使是神灵也无法避开猩红的囚禁。看完这2个技能的介绍之后，秦风直接就僵硬在了原地。他没想到晋升猩红主宰之后，他居然触摸到了权柄和规则的边界。早在对抗欧内斯特的分身之时，秦风就一直想着去搞一点能够对抗神阶敌人技能。由于秦风每次升级所需要的那堪称天文数字的经验值，普通的任务和怪物已经无法满足他的升级需求了。即便是去刷9大地窟那种存在，秦风所能获得的也就只是1、2级的经验值。想要像之前那样快速升级，秦风就需要提前开启更高阶的任务，把史诗阶的敌人当小怪刷，把神阶的敌人当 BOSS 砍，才勉强可以做到。然而在神域游戏之中，每一个到达神阶的 NPC 或者是地窟魔物，都或多或少的掌握着一部分的权柄之力，而想要对付这样的敌人，秦风就需要提前掌握到足以对抗权柄的技能。为此，他甚至开始筹划着怎么和林初雪来一次偶遇，从对方手中弄点好处来。但幸运的是，还未等秦风踏破铁鞋去寻找林初雪，他所渴求的能力便来到了他的手中。晋升猩红主宰之后，秦风一共获得了3个 Max 级的技能。和注重于提升基础战力的鲜血统御不同，猩红国度和猩红决斗这2个技能直接让秦风拥有了对抗权柄的能力。先说猩红国度，开启猩红国度之后，秦风便能建立起一个范围达到2万码的领域。只要身处领域之中，秦风便可以以极其微小的代价肆意锁避敌人的权柄。而一旦对敌之人没有了权柄的加持，面对着秦风那恐怖的伤害能力，就只能变成秦风案板之上的刀俎。再说猩红决斗，猩红决斗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技能，只要开启了这个技能，对战的双方就只能拳拳到肉、刀刀见红的互殴，不能释放任何的主动能力。不过作为释放者，秦风却是掌握着主动权的，只要在开启这个技能之前，把猩红标记、猩红之刃、暴血这一堆技能给开出来，秦风就能在互殴开始之前，把决斗的天秤掰向自己这一边。查看完了自己拥有的技能之后，秦风心满意足的点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开始加点。到达20级之时，秦风通过等级提升以及一连串的机会，得到了整整1625个属性点。从21级到30级，秦风每次升级都能拿到80点的属性点奖励。而31级到40级之时，秦风升级所带来的属性点则是更多，每一级的提升都能给秦风带去160点的属性点。41级到44级，秦风获得的属性点则是更多，达到了整整2400点的属性点。至此，秦风通过升级便获得了6425点的属性点。然而，这还不是秦风所获得的属性点的全部。击杀戴因的时候，秦风拿到了400点自由属性点以及10点的幸运值。而作为全世界第一个手杀神界一段 BOSS 邪眸领主欧内斯特的人，秦风更是得到了1000点的自由属性点以及50个幸运点，外加50个技能点。打完世界副本黑教团的覆灭之后，秦风也得到了1000点的属性点奖励。而后的2次转职也给秦风带去了整整1100点的自由属性点。至此，秦风现在可以动用的自由属性点数便来到了恐怖的9925点。得益于刚刚获得的新技能鲜血统御，秦风并不需要把这些技能点分散给其他3个副属性，他只需要提升自己的力量值，另外3个属性就会自动得到提升。
想到这里，秦风便把自己所有的属性点全部加在了力量之上。加完点之后，秦风便看向了自己裸装属性：力量9925，智力1989，体质1994，敏捷1992，幸运75，自由属性点0，技能点57。查看完自己的裸装基础属性过后，秦风非常满意的点了点头。他现在的裸装属性已然比之前穿戴上装备之时还要高了，尤其是其中最为突出的力量值，已然是之前穿戴好装备的3倍之多。然而，秦风此次的提升还远远没有结束。此刻的他仅仅只是消化掉了世界副本和地窟之行带来的经验值，他的背包之中还有着无数的材料以及20多个亿的现金。他还有一套史诗阶的套装，5张5等级限制卷轴，还有一个史诗阶随机特殊道具抽取宝箱，5个随机建筑图纸宝箱，10个附魔卡抽取宝箱，以及10个神级随机宝石抽取宝箱没有使用。还有2本用不了的技能书，1块史诗阶的召唤令牌亡灵召唤令，以及1张大师级刀术专精卷轴，一个4阶称号军团毁灭者，以及一个5阶称号嗜血修罗。他的背包里还装着7559个神级强化石，以及4136个完美级强化石。更为重要的是，秦风早在世界副本开始之前，便向海瑟薇订购了9把史诗阶的武器，只要等这些武器一到，秦风就能让斩龙之刃晋升到史诗阶。想到这里，秦风便打开了转职仓的大门，走出了转职大厅，朝着米特尔拍卖场走去。他准备先把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卖给海瑟薇，问问斩龙之刃的饲料什么时候能到，顺便试探一下海瑟薇，看看能不能把海瑟薇给拐跑。斩杀了欧内斯特分身，并独自镇压并封印了一座地窟之后，秦风成为公爵，并拿到他计划之中的那几处宝地，已然成了件板上钉钉的事儿。而想要发展领地，秦风就需要弄来一个擅长搞钱的专业人才。为此，秦风自然而然的就把主意打到了海瑟薇的身上。米特尔拍卖场，海瑟薇办公室，看了看摆在桌子上的储物戒指，想着家族长辈前后的反差，海瑟薇心中升起了一股难言的畅快感觉。此前，在接到秦风的订单之后，海瑟薇便联系了自己家族的长辈，让他们帮自己搜集9把史诗阶的武器。得知海瑟薇搞来了这么大一个订单之后，米特尔家族的长老们顿时就高兴坏了，连声赞叹海瑟薇精明能干。但当这些人打听清楚，想要购买这9把史诗阶武器的只是一个20多级的年轻后生，且得知海瑟薇这次准备用成本价卖出这些武器之时，米特尔家族的这些个长老们却是瞬间就改变了态度，不但不认为海瑟薇精明能干，反而觉得海瑟薇在犯蠢。在他们看来，一个20多级的年轻人，即便再如何的妖孽，再如何的有潜力，也不足以让他们米特尔家族做出这么大的让步。为此，他们直接就驳回了海瑟薇的申请，并剥夺了海瑟薇的财政大权，彻底断绝了海瑟薇促成这桩交易的希望。被家族这么一拦，海瑟薇便没了能力帮秦风搞到那些史诗阶的武器了。然而，就在他无比苦恼于如何跟秦风解释之时，秦风击杀掉欧内斯特并独自镇压了地窟通道的事儿，却是传到了米特尔家族诸位长老的耳中。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米特尔家族高层均是被震惊的无以复加。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20多级的年轻人，居然做了银月骑士团以及枫叶城那么多大佬都做不到的事儿。一时间，他们对秦风的看法便发生了改变，不再把秦风当成一个潜力巨大的年轻后生，而是将之放到了帝国顶尖强者的位置上。为了讨好秦风，米特尔家族的诸位长老瞬间便遗忘了此前拒绝海瑟薇的请求之时，他们口中那些个义正辞严的理由。他们屁颠屁颠的让人打开了家族的宝库，取出了秦风所需要的9把史诗阶武器，并派出了家族骨干成员，将这9把武器护送到了枫叶城之中。不仅如此，这些人甚至还起了别样心思。大侄女儿，你就跟二叔说说吧，你和这天意到底是个什么关系？肖恩搓着手，眨巴着眼睛，用一副你懂我也懂的模样，试探着问道。二叔，我说了无数遍了，我和他之间就是最简单的买卖关系。想着和秦风之间那为数不多的几次见面，海瑟薇一脸无奈地回答道。哎，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咋跟二叔还藏着掖着的呢？你都送了人10把传说阶的武器了，怎么可能是普通的买卖关系？二叔的为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可不是家里的那些个老古董，我非常开明的，最支持你们年轻人自由恋爱了。你就跟二叔说实话吧，你们现在到底进行到哪一步了？你要相信你二叔的人品，我是绝对不会乱讲的。见海瑟薇不肯说实话，肖恩也不装了，直接就把海瑟薇送秦风武器的事儿给滴溜了出来。肖恩的话音落下，海瑟薇的表情瞬间就复杂了起来。早在他将那10把传说阶武器送给秦风的那一刻，他就知道此事绝不可能瞒过家族长辈的耳目。但他没想到的是，家族里的长辈居然他的动机归类到了儿女私情之上，更没想到家里这些长辈居然能因为这些武器联想到这么多莫须有的事情。二叔，你想哪儿去了？我当时只是觉得他很有投资价值，那10把武器只能算作是我对他的投资。哎，你看你咋还这么嘴硬呢？送就送了嘛，要是能给家族换回来这么个女婿，对家族而言也是件好事儿啊。你就大胆承认了吧，二叔和家族都是不会怪罪你的。女婿，好事儿。听到这话，海瑟薇顿时就无语了。二叔，你就别往那方面想了，我和他真不是那种关系，也不可能成那种关系，人家都有圣女了，哪儿还能看得上我呀？海瑟薇颇为幽怨地回答道。谁？圣女？听着海瑟薇的回答，肖恩惊讶的声音都往上抬了好几度。在得知秦风杀掉了欧内斯特并独自镇压了一座地窟通道之后，米特尔家族众人便预见到秦风将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日之星。联想着此前海瑟薇送给秦风的那10把传说阶武器，包括肖恩在内的米特尔家族众人便先入为主的认为海瑟薇和秦风之间有事儿。他们坚定地认为，这一次他们可以抢在所有人之前将秦风变成米特尔家族的乘龙快婿。于是乎，肖恩便带着家族的期待
怀揣着无限的热情来到了这枫叶城之中。然而，从海瑟薇口中得知了圣女卡莱尔居然还在其中横插了一脚之后，肖恩却是瞬间就冷静了下来，如同被人泼了数十个冰桶。一番冷静过后，肖恩终究是不死心，他抬起了脑袋，试探着问道：“你的容貌身段也不比圣女差多少，我觉得你可以争一争，要不你尝试一下，尝试着把你们的关系升华升华。”看着贼心不死，依旧打着秦风主意的肖恩，海瑟薇又好气又好笑。这是他想升华就能升华，想争就能争的。先不说秦风本人同不同意，光是教廷神女卡莱尔就是一座不可被撼动的大山。他海瑟薇不过是个商贾人家的子嗣，有什么资格和卡莱尔争？人家卡莱尔好歹还有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只能以身相许这个理由在哪儿沾连着？他海瑟薇有什么？一纸订购契约，还是秦风那轻飘飘的一句以后有什么用得上我的？你只管开口，别闹，都是成年人了，谁把承诺放心上？想到这里，海瑟薇苦笑着摇了摇头。二说，这事儿我真尝试不了，你先出去吧，让我一个人静静。看着一脸苦涩的海瑟薇，肖恩叹了一口气，便退出了海瑟薇的办公室。哒哒哒的脚步声远离，渐渐隐没了下去。片刻过后，又有哒哒哒的脚步声响起，愈来愈近。嘎吱一声，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海瑟薇眉头一蹙，头也不抬，便喊了一句：“我都说了，尝试不了，尝试不了，你怎么还来呢？”听着海瑟薇满含怨气的声音，秦风淡淡笑了笑，没有理会。他是来做生意的，还是甲方？没道理帮海瑟薇安抚情绪。缓步往前，秦风很快便走到了海瑟薇的办公桌之前，他搬来了一把凳子，一屁股就坐了上去。我说了，我不。听着耳旁的动静，以为肖恩还不死心，还想要规劝他，海瑟薇顿时就发火了，拍着桌子怒声喝道。然而还未等他把话说完，他便看到了秦风正带着一脸的笑意，静静地看着他。唰的一下，海瑟薇脸上的肌肉就开始打抽抽，他强行将已经到了嘴边的话给收了回去，缓缓用鼻子吸了一口气。海瑟薇站起身，就跟没事发生似的，走到了一旁的储物架上，取下了一盒高档茶叶，而后便走了回来。一边泡茶，海瑟薇一边招呼着秦风：“天意先生，你的消息怎么这么灵通啊？你要的东西刚刚才送到，你就赶过来了。”看着海瑟薇超快的临场反应和强大的情绪控制能力，秦风愈发坚信海瑟薇就是自己需要找的人。他淡淡一笑，回答道：“已经到了吗？那挺赶巧啊。”巧？天意先生这么说，莫非此次并不是为了那些武器而来？天意先生该不会又有物资要卖吧？海瑟薇眸子一亮，转而又暗淡了下去。经过肖恩的那一番刺激之后，海瑟薇重新梳理了自己对秦风的看法。他渐渐发现自己已然被这个来历神秘、实力强大的男人给吸引了。他刚才很想借着秦风的话头，把话题往他自己身上带，讲一句该不会是来看我的吧？但心口不一的海瑟薇却没有把这话说出来。他期待着秦风能够否认掉他的猜测，满目柔情地望着他的眼睛，说一句自然不是，我是来看你的。听着海瑟薇的提问，秦风淡笑着点了点头，而后便从背包里取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储物戒指，放到了海瑟薇面前的桌案上，淡然开口道：“海瑟薇小姐果然聪慧，一眼就猜透了我的心思。你帮我看看，这里面的东西能值多少钱？我需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换成现金。”期待落空，海瑟薇表情颇为幽怨地看向秦风，心中莫名堵得慌。聪慧？怎么能这样？就不能骗我？哪怕就说一句假话呢？你到底懂不懂女孩子的心？强忍着心中的狂风骤雨，海瑟薇轻咬着嘴唇，一脸幽怨地拿起了秦风放在桌案上的储物戒指。这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储物戒指，市场售价不过2000多金币，但海瑟薇却没有因此小看这个戒指。握住戒指，海瑟薇调动起精神力，查看起了这个戒指里的东西。一看之下，海瑟薇的瞬间就愣住了。原因无他，这个戒指里装着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即便是他这样常年和金钱打交道的人，也不能在短时间里计算出这些物资的价格。天意先生，这戒指里的物资太多了，一时间我算不出这些东西的价值，请你稍等片刻，我马上叫精算师过来帮你计算。听到这话，秦风笑着回了一句：“不急，此次我来找你还有另外的事情。”听到秦风这话，海瑟薇暗淡下去的眸子瞬间就亮了起来，心中也多出了满满的不可对人言说的期待。除了买卖，他居然还有事儿要找我，该不会先前那些只是热场的话，他真实的目的是我这个人？想到这里，海瑟薇挺了挺腰肢，将本就挺翘的大胸往上抬了抬，而后他又不动声色地拉了拉衬衫的下摆，将他完美无瑕的曲线展露到了秦风眼前。做完这些之后，海瑟薇才清了清嗓子，故作淡然地问了一句：“哦，另外的事儿？什么事儿啊？我就想问问你，愿不愿意脱离米特尔家族，跟我走？”秦风淡然开口，那语气平淡的就好似在说一句无关紧要的话。但当这句话落到了海瑟薇的耳中，却是瞬间就在海瑟薇的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脱离米特尔家族，跟他走？他真是冲着我来的？难怪啊，他每次卖东西都来找我，难怪他会提前付那么多的定金给我，原来他一直都在打我的主意。怎么办？好羞耻，要不要答应他？就这样答应他，会不会显得很轻浮啊？我好难。想着想着，海瑟薇的脸上顿时便出现了一抹比天边的晚霞还要瑰丽万分的酡红，她凌厉的口齿也在这一瞬间结巴了起来。这是不是有点早？我们才认识多久？这样不好吧？好歹也得多了解一下吧？哪有一上来就问这种问题的？听着海瑟薇结结巴巴的声音，秦风眸中顿时出现了一抹无比玩味的笑意。秦风不是蠢人，他早就从海瑟薇之前那幽怨的表情以及整理仪态的动作之中，看出了这女人对自己那懵懂的情愫。此前，秦风更是故意把话说的模棱两可，为的便是测试一下海瑟薇的反应。
如果面对这种近乎无理的要求，海瑟薇都没有生出反感的情绪，那秦风此行真正的目的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达成。然而，秦风没有想到的是，他这普普通通的一记平 A， 居然让海瑟薇慌不择路的把闪现都给按了出来。啧，居然是这反应！有戏啊！加把劲儿，估计能成。大不了老子再动用一下男色，吃不了大亏。看着一反常态，面色红润，慌忙到小手都不知道该往何处安放的海瑟薇，秦风装作没有看出对方在纠结什么，他缓声解释道：“海瑟薇小姐，我想你应该知道，我马上就能获得爵位，拿到领地了。我准备把我领地内所有后勤事务全部交给你。我可以非常笃定地告诉你，只要你愿意跟着我干，你将会成为整个神域大陆的金融女皇。”秦风说的这些话并非虚假，早在他向陈天阳索要爵位的之时，他便已经想好拿到爵位和领地之后要做些什么了。拿到领地之后，秦风会想方设法地向4大帝国开战。在神域之中，论其抢夺资源的速度，没有任何方法比得过战争。只不过，这些通过战争手段弄来的资源，大都满足不了秦风当下的需求。他需要找个人把这些天文数字一般的资源全部转化成现金。眼前的海瑟薇正是最为合适的人选。想到这里，秦风前压了身子，不惜动用男色向海瑟薇施加压力。怎么样，有兴趣吗？啊，是这样的吗？我听着秦风的解释，看着秦风脸上那诚恳的表情，想着自己之前挺胸抬头、下拉衣角、卖弄风骚的模样，海瑟薇羞赧的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那种话都说了，你居然还给我装傻！我人都差点给你了，你居然还问我有没有兴趣？你还是不是男人？你怎么可以这样？见海瑟薇因为社死而埋头不语，秦风心中一阵窃喜，但在表面上他依旧继续装傻充愣，一板一眼地解释了起来。怎么，你有什么难处吗？家族不允许，还是你个人对我不自信？我让你离开米特尔家族跟我混，并不是让你彻底和家族断绝关系，我只是想让你抛下手中这些事务，专心替我办事儿。另外的话，我的实力你也是看到过的，我觉得在这方面你没必要有半点担忧。听着秦风的解释，海瑟薇心中五味杂陈，万马奔腾。家族不允许，要是你同意，他们都恨不得把我塞到你床上去。对你不自信，我要是不相信你，我会送你10把传说阶的武器。我要是不相信你，我会一分钱不赚你的，反而倒贴。看着眼前不断跟他解释，竭尽全力说着各种好处的秦风，海瑟薇心中顿时就升起了一股子和秦风摊牌的冲动。他好想拍桌子站起来，指着秦风的鼻子就开骂，骂这个男人明明都知道了自己的想法，却还是一如既往的装傻充愣，不表态。但是海瑟薇却是抑制住了心中的这份冲动，他害怕揭穿了秦风之后，两人连交易都没法做，他害怕打破了这微妙的氛围之后，两人再也不能同今日这般操着暧昧的心聊着不痛不痒的话。想着想着，海瑟薇便认输了，他缴了械，他投了降。即便他明知眼前这个男人只是想要利用他，却也心甘情愿自投罗网。被骗了就被骗了吧，没事儿。一念及此，海瑟薇突然就释怀了，她轻轻地抬起头，也不去遮掩脸上的燥红，望着秋水一般的眸子，直直地看向秦风的眼睛，淡淡开口道：“我答应你了。哦，没顾虑了吗？相信我，你不会因为自己的决定而感到后悔的，是吗？可我现在就有些后悔了，你打算怎么办？”经历过一次社死之后，海瑟薇逐渐放开了自我，她想着让秦风也尴尬一次。然而脸皮厚如城墙的秦风又怎么可能着了他的道？秦风看都没看海瑟薇一眼，拿起桌案上的另外一枚储物戒指，便往办公室之外走。早在看到这枚储物戒指之时，秦风便已然放出了精神力，查探清楚了这里面装着的东西是什么。这些武器我就先拿走了呀，花费你从我给你的戒指里面扣。看着秦风离去的背影，海瑟薇咬牙切齿，要是不够呢？我说万一。秦风顿了顿身子，但依旧没有回头。那你就先垫着吧，我尊敬的后勤总管大人，我说过了，我后悔了，我不是你的后勤总管，我先走了呀，拜拜。秦风抬起右手，用手背打出了个再见的手势，而后他便离开了海瑟薇的办公室，传送回了自己的安全屋之中。望着秦风消失的位置，海瑟薇满足而释然地笑了笑。此时的他已然和秦风之间有了更为深厚的联系，虽然这份联系不如情人之间那般紧密，但也比此前的交易关系好了太多太多。安全屋，回到安全屋之后，秦风并没有立刻拿出准备好的10把史诗阶的武器，将斩龙之刃晋升到史诗阶，因为在他的背包之中还有7000多个神级强化石没有用，他还有10个附魔卡抽取宝箱没有开。而想要做到利益最大化，他就需要先对斩龙之刃进行强化。要知道，斩龙之刃的强化和别的武器是不同的，它可以将强化特性强行掠夺成武器本身的附加特性，也就是说，能够让这些因为强化而产生的附加特性，随着斩龙之刃的等阶的提升而提升。说完了强化，再来说附魔。武器的等阶越高，附魔的失败率也就越大。秦风好不容易才搞到了10个附魔卡抽取宝箱，他可不想就这么浪费掉这些好东西。想到这里，秦风便拿出了他最为强大的辅助道具幸运女神的胸针。由于之前时使用过11次，幸运女神的胸针的耐久度已经降低到了89点。不过秦风倒没有心疼这玩意儿，道具就是拿来用的，只要能提升自己的实力，哪怕把这胸针给用废了，秦风都在所不惜。再者就是秦风的第8天赋名为命运主宰，只要他觉醒了这个天赋，有没有幸运女神的胸针对他而言都没有影响。想到这里，秦风便开始了老流程，在系统商城之中花费重金买下来10张冷却重置卷轴。买完卷轴，修复完狂猎者套装之后，秦风便开始了后续的流程。叮咚，
你使用了冷却重置卷轴，特殊道具幸运女神的胸针冷却时间归零。叮咚，你使用了幸运女神的胸针，你的幸运值提升了，当前幸运值135，持续时间5分钟。叮咚，你使用了幸运女神的胸针，你的幸运值提升了50点，当前幸运值585点，持续时间5分钟。一连使用了10次幸运女神的胸针之后，秦风的幸运值便达到了585点。看着自己的将近600点的幸运值，秦风想也没想，拿出此前的获得的各种宝箱，疯狂开抽。叮咚，你使用了随机特殊道具抽取宝箱，获得特殊道具装备回收分解装置。装备回收分解装置，类型特殊道具，等阶神级，效果回收分解装备并将之还原成基础材料和金币。回收分解传说阶以上装备时，有 80% 的几率获得稀有材料。耐久10000010000。介绍：传奇机械师齐佩甲的杰作拥有着神奇的能力。简单看了一眼装备回收分解装置的信息，秦风觉着幸运女神的胸针滋味真不赖，居然能让他抽出这等宝贝。要知道，领地流玩法之中，很多高等建筑是需要特殊材料才能建造的，这些特殊材料极其难得，基本上只能从大型副本或者黑渊之中获得。然而，在拥有了装备回收分解装置之后，秦风却是可以直接用不要的传说阶装备分解出这些稀有材料，不可谓不酸爽。想到这里，秦风的目光顿时就灼热了起来，继续起了他的开箱行为。叮咚，你开启了5个神级随机建筑图纸宝箱。叮咚，你获得了基础建筑图纸生命之树。叮咚，你获得了基础建筑图纸月亮井，可升级。叮咚，你获得了基础建筑图纸猎手大厅。叮咚，你获得了基础建筑图纸战争古树。叮咚，你获得了传奇建筑图纸长者大厅。叮叮当当，一连无声提示音在秦风耳畔响起。扫了一眼本次的收获，秦风感觉还不错。他刚才抽的这5个宝箱，直接就让他拥有了刨冰的所有基础条件。拥有了生命之树之后，秦风便拥有了生产小精灵的能力。而月亮井的出现，更是让秦风拥有了近乎无限的人口上限。人口没有上限，只要农舍、地洞、月亮井够多，就能有无限人口。猎手大厅可以升级并制造武器和甲胄，战争古树则可以将柔弱的小精灵们变成强大的战士。最令秦风兴奋的是，他这一次居然抽出了传奇建筑长者大厅。有了这个建筑，秦风就可以招募精灵族的英雄，让他们充当军队的将领，替自己四处征战。想到这里，在感叹自己运气爆棚的同时，秦风灼热的目光又扫向了另外的宝箱。叮咚，你开启了10个神级附魔卡抽取宝箱。叮咚，你获得了神级附魔卡巨力之证 X2。叮咚，你获得了神级附魔卡极限屠戮 X2。叮咚，你获得了神级附魔卡法术源流 X3。叮咚，你获得了白板附魔卡耐久 X3。叮咚，你开启了10个神级随机宝石抽取宝箱。叮咚，你获得了神级宝石耀岩结晶 X3。叮咚，你获得了神级宝石冰封之河 X4。叮咚，你获得了神级宝石龙血结晶 X1。叮咚，你获得了神级宝石四香宝石 X1。叮咚，你获得了神级宝石私家地之眼 X1。看着这20个宝箱的收获，秦风兴奋的都快要跳起来了。这一次开箱的收获简直不要太丰富，虽然其中有些东西是他用不了的，诸如法术源流、耐久、耀岩结晶、冰封之河，但剩下来的那些个附魔卡和宝石，他却是可以使用的。想到这里，秦风便对这些东西做了分类，有用的摆在面前，没有用的就丢进了背包里，准备拿去换钱。巨力之证，类型附魔卡，等阶神阶，限制近战武器，效果赋予附魔武器 1000% 伤害建设范围，极限屠戮，类型附魔卡，等阶神阶，限制近战武器，效果赋予附魔武器 100% 增伤效果，龙血结晶，类型宝石，等阶神阶，限制全武器通用，效果赋予武器镶嵌特效加2500点力量值，四香宝石，类型宝石，等阶神阶，限制全武器通用，效果赋予武器镶嵌特效加500力量加500智力加500敏捷加500体质，私家地之眼，类型宝石，等阶神阶，限制全武器通用，效果赋予武器镶嵌特效造成伤害时附带冰寒诅咒效果，降低目标 50% 的治疗恢复吸血效果。看完这5个能用在斩龙之刃上的附魔卡和宝石，秦风露出了老父亲才有的笑容。此刻虽然还没有完成附魔和镶嵌，但他已然能够想象到得到这些宝物的加持之后，斩龙之刃将会强大到何等程度。想到这里，秦风便开始和附魔和镶嵌。叮咚，你对斩龙之刃使用了神级附魔卡巨力之证，附魔判定中附魔失败。叮咚，你对斩龙之刃使用了神级附魔卡巨力之证，附魔判定中附魔成功，斩龙之刃获得附魔特效，获得 1000% 伤害建设范围。叮咚，你对斩龙之刃使用了神级附魔卡极限屠戮，附魔判定中附魔失败。叮咚，你对斩龙之刃使用了神级附魔卡极限屠戮，附魔判定中附魔成功，斩龙之刃获得附魔特效，获得 100% 增伤效果。叮咚，你为斩龙之刃镶嵌了神级宝石龙血结晶，斩龙之刃获得镶嵌特效，力量加2500。叮咚，你为斩龙之刃镶嵌了神级宝石四项宝石，斩龙之刃获得镶嵌特效，力量加500，敏捷加500，智力加500，体质加500。叮咚，你为斩龙之刃镶嵌了神级宝石私家地之眼，斩龙之刃获得镶嵌特效，伤害附带冰寒诅咒效果，
降低目标50%的治疗恢复吸血效果。听着耳畔叮叮当当的响声，秦风也不急着欣赏斩龙之刃的加强，他从背包之中掏出了7000多个神级强化石，而后便开始了疯狂强化。叮咚，你使用了神级强化石，强化了44级传说阶武器斩龙之刃，强化判定开始，强化判定成功。叮咚，恭喜玩家强化成功。当前装备斩龙之刃强化级别+1，当前强化等级为11级。当前装备基础属性得到强化，请点开装备面板查看。叮咚，你使用了完美级强化石，强化了44级传说阶武器斩龙之刃，强化判定开始，强化判定成功。叮咚，恭喜玩家强化成功。当前装备斩龙之刃强化级别+1，当前强化等级为13级。当前装备基础属性得到强化，请点开装备面板查看。把斩龙之刃强化到13级之后，秦风也不浪费时间，取出狂猎者套装就开始了强化。叮咚，你使用了神级强化石，强化了狂猎者披风，强化判定开始，强化判定成功。叮咚，你使用了神级强化石，强化了狂猎者臂章，强化判定开始，强化判定成功。叮咚，你使用了神级强化石，强化了狂猎者战靴，强化判定开始，强化判定成功。叮咚，你使用了神级强化石，强化了屠戮者坠链，强化判定开始，强化判定成功。叮咚，你使用了神级强化石，强化了屠戮者战甲，强化判定开始，强化判定成功。叮咚，你使用了神级强化石，强化了屠戮者面具，强化判定开始，强化判定成功。一连串的机械提示音过后，秦风把斩龙之刃、狂猎者套装以及屠戮者套装都给强化到了+13的等级。看着面前这一堆强化到+13的装备，秦风兴致盎然地点开了这些装备的状态栏，查看了起来。119屠戮者套装解锁。本着红烧肉要最后吃的原则，秦风率先查看起了狂猎者3件套的信息。狂猎者臂章钻石阶，类型套装核心1/3，等级50级，强化等级+13，等阶钻石阶，攻击力6800，限制战士耐久10000，10000，附加特性力量值+400，敏捷+400，体质+300，智力+300。套装效果：1. 刺激能量护盾，开启后获得一个能抵挡10万点伤害的护盾，冷却时间60分钟。2. 狂猎，开启后获得100%冷却缩减，持续时间15秒，冷却时间60分钟。3. 无视等级限制，集齐3件装备过后，可以无视使用者等级进行装配。强化附加特性：1. 强化附加特性提供20%中击概率，触发后造成1秒眩晕。2. 强化附加特性提供50%的体力加成。介绍：战士职业的梦幻套装已经被玩家天意解锁，成为玩家天意得专属装备，不可售卖，不可转让。狂猎者披风钻石阶，类型套装组件1/3，等级50级，强化等级+13，等阶钻石阶，防御力2000，限制战士耐久10000，10000，附加特性力量值+400，敏捷+400，体质+300，智力+300。套装效果：与狂猎者臂章共享套装效果。强化附加特性：1. 强化附加特性提供20%闪避。2. 强化附加特性提供100%的全状态恢复。介绍：战士职业的梦幻套装已经被玩家天意解锁，成为玩家天意得专属装备，不可售卖，不可转让。狂猎者战靴传说阶，类型套装组件1/3，等级60级，强化等级+13，等阶传说阶，移动速度3000，限制战士耐久10000，10000，附加特性力量值+400，敏捷+400，体质+300，智力+300。套装效果：与狂猎者臂章共享套装效果。强化附加特性：1. 强化附加效果，移动速度提升50%。2. 强化附加效果，移动速度提升200%。介绍：战士职业的梦幻套装已经被玩家天意解锁，成为玩家天意得专属装备，不可售卖，不可转让。强化到+13之后，狂猎者3件套中每一件装备的基础属性都再度获得了50%的提升，并得到了一个新强化附加特性。提升虽然不大，但也算得上中规中矩，不亏。看着狂猎者3件套的变化，秦风满意的点了点头，而后便把目光放到了新收到了屠戮者套装之上。和狂猎者3件套不同，屠戮者3件套是80级的史诗阶装备，把这种等级的装备强化到+13，其增幅必然不是最高才传说阶的狂猎者可以比拟的。屠戮者战甲史诗，类型套装核心1/3，等级80级，强化等级+13，等阶史诗阶，血量2万，限制战士耐久10000，10000，附加特性：1. 体质+2400， 2. 400%体力增幅， 3. 200%血量提升。套装效果：屠戮状态开启后，每屠杀一个生灵，全属性提升1%，持续时间5分钟，冷却时间1小时，蓝耗200点。套装效果：完成套装穿戴之后解锁。强化附加特性：1. 强化附加特性获得300%体力提升。2. 强化附加特性获得150%血量提升。介绍：这是一套只有屠戮众生的雄主才能驾驭的传奇套装。屠戮者面具史诗，类型套装组件1/3，等级80级，强化等级+13，等阶史诗阶，动态视觉
5000。限制：战士，耐久10000010000。附加特性：一、敏捷加1200，智力加1200。二、25%全能吸血。三、真实视野。套装效果：与屠戮者战甲共享套装效果。强化附加特性：一、强化附加特性，获得300%精神力提升。二、强化附加特性，获得300%动态视觉，300%神经反射速度提升。介绍：这是一套只有屠戮众生的雄主才能驾驭的传奇套装。屠戮者坠炼史诗。类型：套装组件1/3。等级80级。强化等级加13。等阶史诗阶。攻击力9000。限制：战士，耐久10000010000。附加特性：一、力量加2400。二、100%伤害提升。三、虚实裂隙，遁入虚实裂隙之中，无法被选中。冷却时间15秒。套装效果：与屠戮者战甲共享套装效果。强化附加特性：一、强化附加特性，获得50%伤害提升。二、强化附加特性，受到眩晕、锁闭、击飞、冻结、混乱等强控影响之时，开启控制效果，免除判定，判定成功概率20%。介绍：这是一套只有屠戮众生的雄主才能驾驭的传奇套装。看完了屠戮者套装的信息之后，秦风大为震撼。和狂猎者套装那略显花哨的能力不同，屠戮者套装的核心效用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述，那就是全力提升使用者的正面战斗能力。且不说套装效果屠戮状态在战斗之中能给秦风带去多大的增幅，单单只是这3件装备所提供的基础属性就已经是非常恐怖的了，直接为秦风增加了2400点的力量和体质，以及1200点的敏捷和智力，再加上套装本身的被动增益，以及强化加13之后所带来的那些被动增益，直接就让伤害能力比法师还要爆炸的秦风拥有了比坦克还要强悍的防御能力，以及比刺客还要强横的反应能力，把秦风变成了实打实的6边形战士。想到这里，秦风淡淡一笑，使用了3张等级限制解除卷轴，解除了屠戮者套装的等级限制，而后便将屠戮者套装穿在了身上。而后秦风这才看向了斩龙之刃。此时的斩龙之刃只完成了强化，镶嵌和附魔并没有完成晋升。想到这里，秦风直接就打开了从海瑟薇那里取回来的储物戒指，将里面的9把史诗阶武器取了出来。而后他又从背包之中取出了手杀戴鹰之时获得的那一把史诗阶的武器湮灭之刃。在神域之中，任何一把史诗阶的武器拿到拍卖场里去拍卖，至少都能卖出20亿以上的金币。即使是米特尔拍卖场这等势力去收购，其成本也不会低于15个亿。看着面前整整10把史诗阶的武器，饶是秦风也不禁有些肉疼。斩龙之刃晋升吃的哪儿是武器啊？这他妈吃的是金币才对。不过肉疼归肉疼，秦风还是分得清孰重孰轻的。比起斩龙之刃的晋升，100亿金币只是一堆污浊不堪的粪土。深呼吸一口气，秦风取出了斩龙之刃，将之放到了这10把史诗阶武器的中央，开始晋升。半个小时过后，斩龙之刃爆发出一阵璀璨的光芒，成功完成了晋升。秦风心中一喜，连忙查看起了斩龙之刃的信息。斩龙之刃成长型武器，等级44级，根据使用者等级提供。强化等级加13。等阶史诗。攻击力14080，强化加13，基础攻击力提升100%。附魔：一、极限攻伐，提供50%增伤效果；二、极限屠戮，提供100%增伤效果；三、巨力之正，提供1000%伤害建设范围。镶嵌：一、龙血结晶加2400力量；二、四象宝石加500力量，敏捷加500，智力加500，体质加500。三、私家地之眼，伤害附带冰寒诅咒效果，降低目标50%的治疗、恢复、吸血效果。注：宝石只能镶嵌3个，之前的2个宝石扣了。附加特性：一、力量值加3600；二、吞噬灵体，每击杀一个单位，刀灵灵体强度加1；三、共生，刀灵每吞噬一个灵体，角色天意灵体强度加1；四、超然，攻击时附加200%额外伤害；五、实质，攻击时有5%的概率造成实质效果，一旦判定成功，无视抗性，无视规则和权柄，不受任何效果影响，强行将目标拉入绝对静止状态，持续1秒。六、次元切割，攻击时有5%的概率造成次元切割效果，一旦判定成功，无视抗性，无视规则和权柄，不受任何效果影响，造成次元切割伤害，伤害值为当前攻击实际伤害总值 x300%。七、断罪，攻击时有50%的概率施加断罪效果，判定成功后，无视状态抗性，降低目标75%的防御力，75%的异常状态抗性，75%的全状态恢复。本是强化加10的附加特性，受到传说皆成长型武器斩龙之刃的影响，强化效果强行更改，并变更为装备附加特性。八、审判，攻击时有50%的几率造成锁闭效果，判定成功后，无视状态抗性，锁闭目标的一切行动，持续5秒。本是强化加10的附加特性。九、裁决，攻击当前血量低于30%的敌人时，有50%的概率触发处决判定，一旦判定成功，无视抗性，无视规则和权柄，不受任何效果影响，强行处决。本是强化加10的附加特性。十、腐蚀，攻击时有20%的几率触发腐蚀判定，判定成功后，无视等级，无视状态抗性，无视规则和权柄，
强行腐蚀目标位格和基础属性，每秒降其1级的等级，持续6秒。本是强化加13的附加特性，受到传说皆成长型武器斩龙之刃的影响，强化效果强行更改，并变更为装备附加特性。11. 冻灭，攻击时1%的几率触发冻灭判定，判定成功后无视等级、无视状态抗性、无视规则和权柄，不受任何效果影响，强行抹除目标一半最大生命值。本是强化加13的附加特性。12. 绝死，攻击时0.05%的几率触发绝死判定，判定成功后无视等级、无视状态抗性、无视规则和权柄，不受任何效果影响，强行抹除目标存在。本是强化加13的附加特性。主动技能1. 斩龙闪，闪现到1万码范围内的任何一个点，并驱散所有异常状态以及规则、权柄的影响，可以利用刀灵在无法行动状态下使用，冷却时间4秒。2. 刀之灵，容纳刀灵于己身，移动速度提升500%，攻击速度提升500%，神经反射速度提升200%，动态视觉提升500%，异常状态抗性提升500%，免疫灵魂伤害，持续10分钟，冷却30分钟。3. 天地一刀斩，效果释放出刀灵，锁定感知范围内一切目标，无视等级，无视防御，无视状态抗性，无视规则和权柄，不受任何效果影响，释放出最强一击，造成角色天翼基础攻击力加斩龙之刃攻击力 X 斩龙之刃增伤效果 X 刀灵灵体强度的伤害，消耗刀灵灵体强度归零，释放限制刀灵灵体强度大于100万点，冷却无耐久永不磨损，限制斩龙之刃已锁定为角色天翼的专属装备，不可交易，其他人不可使用。强化限制成长型武器斩龙之刃已强化到加13，不再能使用正常强化材料强化，每次使用斩龙之刃斩杀一位神灵，自动获得1点强化值，强化值充满，自动进入下一强化等级。当前强化值0.10000。介绍：玩家天翼的专属装备，拥有成为神器的潜质。看完斩龙之刃的介绍之后，秦风心中的兴奋的几乎难以抑制。和上一次一样，这次强化同样给斩龙之刃带去了整整3个附加特性，并且这3个附加特性的效果同样被斩龙之刃更改成了自身的附加特性效果，相当于提前将之解锁。更为恐怖的是，这3个因为强化而新增的附加特效都拥有着足以威胁到神灵的力量，能够让秦风在面对神阶之上敌人之时更加的从容不迫。除开这3个因为强化而得来的附加特效，斩龙之刃晋升史世界的变化也是不小。首先，从此刻开始，秦风每利用斩龙之刃击杀一个生灵，他就可以获得1点的灵体强度，只要他杀的足够多，那他就能无惧任何灵魂伤害。其次的话，原本的绝对迟缓和破碎也因为这次晋升变成了更加恐怖的实质和次元切割。虽然触发的概率从开始的70%变成了现在的5%，但其实际的作用却是大了不止100倍。最后也是提升最大的便是新获得的装备技能天地一刀斩了。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技能是秦风2世以来见过的最为恐怖的技能，其恐怖的伤害能力足以将神灵都轰杀成渣。只不过这个技能的伤害能力虽然出众，但是其代价也是令人难以承受的。一旦释放了这个技能，斩龙之刃刀灵的灵体强度就会归零。别说释放这个技能了，单只是看了一眼，秦风就莫名的感觉到无比的心疼。希望这辈子都不要用到这个能力吧。秦风长叹一口气，在心中默默祈愿。而后他打开背包，取出了另外的一些还未来得及消化的战利品，查看了起来。除开装备、金币、宝箱、经验值这些东西，秦风这一次还从世界副本和地窟之行中拿到了一些称号和一本大师级刀术专精卷轴。先说称号，这次秦风一共拿到了3个称号，分别是猎魔人、军团毁灭者以及嗜血修罗。在此之前，秦风已经查看过了猎魔人的效果，这一次他便将目光看向了另外2个称号。军团毁灭者4阶，类型称号等阶4阶，效果佩戴后对1万码范围内70级以下的地窟生物造成绝对压制。介绍：伟大的军团毁灭者，地窟生灵将在你的脚下颤抖。嗜血修罗5阶称号，类型称号等阶5阶，效果1，佩戴后提供45%的吸血效果。2，佩戴后对2000码范围内任意属性低于你的生物造成恐惧效果，同一生物每小时生效1次，持续6秒。佩戴者可自由选择是否释放威压。无冷却。介绍：嗜血的修罗，不败的战神，至强者的勋章。看完了这2个称号的效果之后，秦风毫不犹豫地把5阶嗜血修罗佩戴在了身上。不说那高达45%的吸血效果，单只是那6秒的恐惧，便让秦风无比的心动。要知道，他可是王路飞的忠实粉丝，一直都想拥有王路飞的霸王色霸气。如今，嗜血修罗也算是在另一种层面上完成了秦风的这个愿望。佩戴好了称号之后，秦风便将目光看向了放在一旁的大师级刀术专精卷轴。大师级刀术专精卷轴，类型消耗性卷轴，效果赋予使用者大师级刀术专精，限制战士。介绍：刀术大师才能掌握的能力，有了它，你将拥有无双战力。看完了这份卷轴的介绍之后，秦风毫不犹豫的便是用掉了它。下一刻，一股难以言说的体悟从秦风心中升了起来。叮咚，玩家天翼已使用了大师级刀术专精卷轴，掌握了大师级刀术专精，使用刀类武器之时获得50%增伤效果。听着耳畔的提示音，消化完了脑海之中升起的体悟，秦风把目光移向了自己的角色面板，查看了起来。天翼，职业战士，猩红主宰，1阶，等级44级，
血量342W， 蓝量91780，攻击力500505，防御力77490，力量20125，注：鲜血统御只算裸装力量。智力4589，体质5749，敏捷4892，幸运85，自由属性点0，技能点57，暴击率100%，天赋10倍暴击，暴击伤害1000%，天赋10倍暴击，天赋已激活10倍暴击，10倍攻速，无限火力，无限成长，10倍暴击，暴击几率100%，暴击伤害1000%， 10倍攻速，攻速提升1000%，无限火力，技能冷却时间缩短90%，无蓝耗，无限成长，每杀死一个单位提升1点血量，未激活绝对抗性，弑神之力，强制奴役，命运主宰，绝对无敌，时间逆流。技能天外飞仙11级，幻影替身11级，高级防御 max 加1，高级恢复 max 加1。专职技能猩红之刃11级，猩红标记11级，猩红断头台11级，猩红之力11级，鲜血魔警 max 加1，鲜血统御 max 加1，猩红决斗 max 加1，猩红国度 max 加1，暴血 max 加1。装备技能斩龙闪刀之灵天地一刀斩，刺激能量护盾狂烈屠戮状态虚实裂隙。武器专精大师级刀术专精，效果使用刀类武器之时伤害额外增加50%。当前装备斩龙之刃狂烈者披风，狂烈者臂章，狂烈者战靴，屠戮者战甲，屠戮者面具，屠戮者坠链。当前特殊道具幸运女神的胸针。当前佩戴称号嗜血修罗5阶，空余称号军团毁灭者4阶，屠戮者4阶，猎魔人3阶，地窟狩猎者3阶，猪头人毁灭者1阶，捕鼠专家1阶。背包亡灵召唤令装备回收分解装置，宝石若干，建筑图纸若干，附魔卡若干，金币45亿，纳什尔金属1万克，完美级强化石1267克，神级强化石1688克。看完自己的角色面板之后，秦风开心地笑了笑。这一次的世界副本和地窟给他带来的收益着实有些离谱，短时间内想要再度获得这么大的提升，除了掀起国战，秦风实在想不到别的办法。一想到国战，秦风就想起了他和陈天阳之间的那份交易，想起了即将到手的爵位和领地。然而就在秦风畅想着如何带着大军席卷整个大陆之时，一道系统提示音却非常不合时宜的在他耳边响起了。叮咚，检测到玩家在线时长已达到极值，1分钟后开启强制下线，现在开始计时。听着耳畔响起的提示音，秦风无奈停下了遐想，选择了下线。回到现实世界之后，秦风伸手推开了游戏舱的舱门，走了出来。看着眼前这已然沾染了少许灰尘的房间，秦风淡笑着摇了摇头，按下一旁的铃铛，叫来了家中仆人帮自己打扫。而后秦风又打开了手机，在小区的私家餐厅里叫了一桌子的好菜。做完这一切之后，秦风这才缓缓走进了浴室，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洗完澡后，秦风点的外卖也送到了。一阵狼吞虎咽之后，秦风便走回了自己的卧室，倒头便睡下了。第二天早上，秦风精神饱满地醒了过来。洗漱完毕之后，秦风走进客厅，找出了些吃的囫囵吞下，而后他便进入到了游戏舱之中，开启了新一轮的奋斗。嘎吱一声，随着一道大门的开启的声音在秦风耳畔响起。与此同时，秦风也回到了自己的安全屋之中。叮咚，天意欢迎回来。熟悉的提示音响起，秦风拧了拧脖子，朝着安全屋之外走去。推开大门，还未等秦风迈步向前，他便看到了一脸兴奋的陈天阳，举着一卷黄澄澄的圣旨向他奔来。对于陈天阳可以找到自己安全屋这件事儿，秦风倒是没有半点的意外，毕竟整个枫叶城都可以算是他的，能在城中搜寻到秦风所在之处，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想着想着，陈天阳便已经跑到了秦风的面前，将手中那卷黄澄澄的圣旨撑了开来。恭喜啊，天意先生，也许过不了多久，我就得叫你一声公爵大人了。三皇子殿下用不着这么客气，还是叫我天意就行。简单扫了一眼圣旨上的内容，自动忽略了其中那些废话。秦风从这份圣旨之中只得到了一个有用的信息，那就是让他在即日赶到枫叶帝国帝都参加公爵册封仪式。觉察着秦风的目光再从圣旨上挪开了，陈天阳缓声开口道：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就动身。秦风淡淡点了点头，对着陈天阳道：那就劳烦三皇子殿下了。哈哈，不麻烦不麻烦。陈天阳爽朗一笑，大踏步走在了前面，引着秦风走向了枫叶城中的传送阵。10分钟之后，接连使用了10多个传送法阵之后，秦风和陈天阳总算到达了枫叶帝国的帝都。走出传送阵的那一刹那，一道机械提示音骤然炸响在秦风的耳边：叮咚，恭喜你抵达了枫叶帝国帝都，达成守卫帝都玩家成就，获得2000成就积分，获得2W 金币。听到这道系统提示音，秦风抬起头打量起了眼前这无比恢宏的帝都。不得不说的是，即便秦风前世已然见过了这帝都一次，但这一世再见之时，心中震撼感觉依旧没有折损半点。这是一座宏伟到甚至会让人感觉到自己渺小的伟大城市，它在整个神域大陆之中矗立了将近7万年。在过去的7万多年里，雨露和风雪的侵袭让这城市染上了岁月的斑驳味道。品味着这股久经岁月精酿才能提炼出来的韵味，秦风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国家。华夏已经存续了5000多年，这个时间看起来很长，但放到宇宙诸天的尺度之中，却只是极其短暂的一瞬。这一世重生，秦风想将这短短的一瞬变成永恒。为此，他就要赶在浩劫降临之前，把自己的实力提升到足以横压诸天神灵、扫灭万千魔尊的地步。
恰在秦风感怀之际，一直驻守在传送阵前的宫廷骑士缓缓走到了他和陈天阳的面前。亲王殿下，天意先生，陛下派我等迎接二位赶往皇城。陈天阳淡淡点了点头，开口道：“前面带路吧。”遵命。宫廷骑士拱手答应，而后便招呼起了同伴，迅速排成了8纵8横的队列，在秦风二人的面前开路。看到如此阵仗，帝都之中的百姓顿时就议论了起来。三皇子边上的人，应该就是传说之中那个天意吧？哇，他好帅啊！我也觉得，最开始听到他击杀了欧内斯特，镇压了地库通道之时，我还以为他是个中年人呢，没想到居然是个这么年轻的帅哥。啊！天意，天意，我要给你生猴子！什么素质？就你们这群骚蹄子配当帝都人？天意，我爱你！看我，快看我！女人们嚷嚷不休，做着春秋大梦之时，帝都男人们的目光也死死地锁在了秦风的身上。听说了吗？这人击杀欧内斯特之时才20多级。你说啥？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骗你干啥？这事儿大家都知道，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修炼的，20多级就能有这么强大的实力。哎，货比货得扔，人比人得死啊！伴随着一路熙熙攘攘的议论之声，秦风一众很快便走进了皇城，来到了皇宫之中。抵达了皇宫之后，陈天阳轻车熟路地把秦风带到了议事大殿的门口。两位大人暂且留步，容我前去禀报。两人刚一到达大殿门口，一个身形魁梧的男子便快步走到了他们的面前，十分恭敬地说道。听到守卫的话，陈天阳淡笑着摆了摆手，劳烦了。话音落下，守卫又是一拜，而后便小跑着进入了大殿之中。乘着守卫前去禀报的机会，陈天阳走到秦风跟前，悄声道：“我刚才收到了消息，这次的授勋仪式估计会有人找你的麻烦，你到时候忍一忍，这事儿不会影响结果的。”找我麻烦？秦风眉头瞬间就蹙了起来，疑惑地看向陈天阳。察觉到秦风的目光，陈天阳也不隐瞒，低声解释道：“这事儿说起来也和我有点关系。你摧毁的黑教团刚好是我正敌罩着的，本来因为黑教团的事儿，他们已经就对你很不满了，现在再加上我的原因，他们更是见不得你好。”说到这里，陈天阳又补充了一句：“不过你放心啊，这些人就只敢在嘴上恶心你，只要你不上他们的当，这些事儿就影响不到你的册封。”我性格超好，这点你不用担心。秦风淡然应答道：“好，我相信你。”得到秦风的答复之后，陈天阳吊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而后他便不再说话，无比紧张地等待着传讯。片刻功夫之后，大殿之中便传来了一道不男不女的声音：“陛下有旨，宣进北王陈天阳，平民天意觐见。”听到这声音，陈天阳捅了捅秦风的胳膊，道：“跟上我呀，脚步慢点，别急了。”秦风点头，而后便跟着陈天阳一道走了上去。很快，两人便穿过了大门，进入到了无比恢宏的大殿之中。进门之后，察觉到大殿内里传来了一道灼灼的目光，正上下打量着自己。秦风心生不快，抬眼便回望了过去。目光交汇，秦风看见了枫叶帝国的老皇帝陈胜。一瞬间，整个大殿都因为这两道目光的交汇停止了运转。大殿之中，每个人心中都升起了同一个想法：这人是哪里来的愣头青？第一次上殿就敢直视皇帝，这不是找死吗？察觉到秦风直愣愣看向自己那个暴躁老爹的目光，陈天阳冷汗刷刷刷的就下来了。你这能叫性格超好？一上来就跟皇帝对上了，低下头你能咋地？觉察着大殿之内越来越不对味道的氛围，陈天阳心急如焚。为了给对视的两人一个台阶下，他上前走了一步，深深地弯下了腰，拱手施礼道：“陈天阳拜见皇帝陛下。”说完这句话之后，陈胜也顺势收回了目光，朝着陈天阳点了点头。见状，秦风也撤回了目光，淡然拱手道：“草民天意，见过陛下。”说完这句话之后，秦风继续打量起了眼前这位枫叶帝国的皇帝，只不过眼神之中的那股子锐利味道却是消散了不少。不得不说，陈胜是个非常睿智的皇帝，他那沟壑纵横的脸上全写着这一生的沧桑，若是再配上他那一双幽深的眸子，只是一眼便能让人认定此人绝非庸碌之辈。在秦风观察着陈胜的同时，陈胜也打量起了秦风。同样的，这一次的观察，陈胜给了秦风足够的尊重。从先前的那一眼，再加上心中的那一道提示，此刻的陈胜已然明悟了秦风的身份。打量了一会儿之后，陈胜便直接开口道：“天意，你可知道今日叫你过来所为何事？”“知道。”秦风言简意赅，不卑不亢地回道：“知道就好，来人将公爵令牌呈过来，我要亲自授予天意。”陈胜一招手，便让手下人把提前就准备好了的令牌拿上来。恰在此时，一道非常不和谐的声音在整个大殿内响了起来：“陛下，三思啊！此事万万不可呀！”话音落下，一个中年男子走出了队列，站到了大殿的中央。听到这话，陈胜眯起眼睛，悄无声息地看了看自己的大儿子，而后才缓缓开口问道：“哦，这能有什么不可的？”听到皇帝的疑问，中年大臣并未慌张，显然是提前就打好了腹稿。只见他往前走了一步，而后朗声说道：“据我所知，在击杀欧内斯特分身之际，这位天意好像才不过20多级吧？他那里有本事做到那么多神殿骑士和枫叶城里众多70多级强者都做不到的事儿。依我看，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阴谋种子，是欧内斯特，是那些地窟魔物们为了腐蚀我们帝国而派出来的奸细。只有这样才能够解释的了，为什么他一个20多级的人可以击杀掉80多级的欧内斯特分身？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解释他的等级为什么能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迅速提升到现在的40多级。我敢肯定，这不是成长，而是复苏。他同欧内斯特一样，就是个地窟魔物。”男子话音落下，场中顿时弥漫起了一股子冷冽味道。
无数大臣纷纷侧着脑袋看向秦风，小声议论了起来。看着面前这有组织的行动，陈胜淡淡一笑，对着天意说道：“天意，你要不解释一下？”听着自己老子的这句话，又看了看面无表情的秦风，陈天阳顿时就急了。此前他虽然收到了情报，知道朝堂之上会有人为难秦风，但他却不知道这一次的为难居然如此的凶猛，直接就要把秦风往死路之上逼。死呼！陈天阳长长呼出一口气，总算打定了主意，拱着手就要站出来替秦风解释。然而没等他出声，秦风淡然的声音便在他耳边响起了：“行。”听到这话，陈天阳眼睛一亮：“爷爷啊，你要解释就早点，吓死我了都。”然而陈天阳的这份兴奋却没有保持太久，因为秦风抽出了刀。卧槽，这是要干什么？有拿刀解释的？陈天阳心头巨震，然而实力孱弱的他又如何能阻挡得住实力暴涨之后的秦风？没等陈天阳做出反应，秦风便动手了。只听得唰的一声，秦风瞬间就发动了斩龙闪，出现在了那中年男子的身前。与此同时，一道赤红的血气从秦风的身上爆发的出了，瞬间就将秦风高达5W 点的攻击力提升到了30W 点，并赋予了秦风真实伤害能力。而后一道血色印记悄然出现在了中年男子的身上，正是猩红标记。嘘嘘嘘嘘，炽烈的刀光闪过，伴随着爆开的血液，一道道只有秦风可以看到的伤害数值条出现在了男子的头顶。3000W 30万 X 各种增伤 X 爆伤等于3000W 没开爆险普通一刀，3000W 3000W， 在秦风那比市面上最快的电动打桩机还要快几百倍的攻速之下，只是一瞬间，这个出来挑事的男子便死在了秦风的刀下。叮咚，你击杀了枫叶帝国军机大臣李高堂，史诗阶，陈天赐对你的好感度50，当前好感度20，关系极度厌恶。听着这道提示音，秦风面无表情的收起斩龙之刃，环视了一眼四周，缓声说道：“当时我就是这么砍死欧内斯特的，现在还有人有疑问吗？我可以再给你解释一下。”此话一出，场中的大臣们瞬间就炸了毛，一直守在陈胜背后的那名宫廷高手也目光炯炯的看向了秦风。小子大胆，庶子，邪武乱禁，来人，拿下这等贼子！居然敢当着陛下的面公然斩杀朝廷大臣，我看你是半点也不把陛下放在眼中。喧嚣之声乍起，大殿之中瞬间便涌入了将近100多个侍卫，这些侍卫每一个都有着70级以上的实力。然而秦风却没有生出半点的畏惧，只见他手指一勾，李高堂的鲜血瞬间便凝聚成了70多把猩红之刃，血不够。而后秦风直接开启了猩红国度，将整个大殿都笼罩进了自己的领域之中。叮咚，你使用了猩红国度，领域持续30秒，在领域内玩家天意获得权柄锁闭能力，每锁闭一种权柄消耗2万点生命值。随着一道机械提示音的响起，赤红的血气瞬间便笼罩住了秦风身周2万码的空间，将整个大殿都包裹了进去。在这个领域之中，每一个人都感知到了一股近乎无穷无尽的压力，而这压力的发源之处正是一脸冷漠望着众人的秦风。动一个试试。秦风平淡如水的声音在大殿之中响起，将大殿之上所有心怀不轨的人都定在了原地。每一个多人四处搜寻起了别人的目光，想从别人的身上得到勇气。然而可惜的是，在秦风那恐怖的威压之下，这些人无一例外全都怂了。他们不是蠢材，从这血红的领域之力之中，他们觉察到了一股连规则和权柄都能封锁的力量。这种力量根本就不是他们这些人可以对付的了的。陛下，要不要我出手？看着场中这火药味十足的气氛，一直守在陈胜背后的那位强者悄声问了一句。龙椅之上，老皇帝陈胜面带微笑的望着这一切，好像在看一场好戏。不用，他没有杀心，你陪我看戏便是。是。在皇帝的默许之下，场面就这么僵持了下去。看着场中的一切，帝国大皇子陈天赐愤恨的咬牙切齿。早在得知陈天阳举荐秦风为帝国公爵的那一刻，陈天赐就设计好了今日这么一出戏。然而他没想到的是，秦风的态度居然如此的强硬，不但没有在李高堂的质疑之下低头，反而直接将之斩杀掉了。一念及此，陈天赐再也忍不住了，他从人堆里站了出来，指着秦风的鼻子就要开骂。然而就在他快要开口之际，秦风却是一个斩龙闪便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将染血的斩龙之刃贴到了陈天赐的脖子上。下一刻，秦风抬头看了一眼陈胜，淡然问道：“陛下，我要是宰了你这个儿子，你会怎么做？”此话一出，大殿内的氛围瞬间就诡异了起来，每一个大臣都用看傻逼一般的眼神看着秦风，全然忘却了之前的恐惧。这天意到底是什么人啊？居然连皇子都敢杀，还敢威胁皇帝，不要命了吗？哈哈哈，这天意就是个白痴，居然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要宰了皇子，真不拿皇帝的脸面当脸面啊！天意完了，陈天阳也完了，李高堂死得值啊！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大殿内所有的大臣都认为等待秦风的只会是被皇帝处死这一个结局。然而他们等了许久都没有等来皇帝的暴怒，反而听到了一阵洪亮的笑声。哈哈，天意阁下未免也太过于小瞧寡人了吧，一个儿子罢了，杀了也就杀了，我岂会为了一个只知道做些烟杂事的儿子，凭空让帝国损失一位守护神？此言一出，大殿之中所有人顿时就愣住了。卧槽，这还是那个暴躁的老皇帝吗？这都不发火？烟杂事儿，陈天赐干的那些事儿父亲都知道。守护神，这天意居然有这等实力！就在众人震惊不已之际，陈胜苍老的嗓音又在大殿之内响起了。不过还请天意阁下留他一条小命，我的时日不多了，这偌大的帝国总是需要一个继承人的，而这个继承人他得姓陈。说完这句话之后，老皇帝眼神骤然变得如同鹰隼一般锐利，无比直接地看向了秦风的眼睛。
他在用他毕生的智慧解析秦风的真实想法，一旦看出秦风有谋国的意图，他就会当即召集所有保卫皇族的神阶强者，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把秦风灭杀当场。而且他还会不计任何代价地搜寻出秦风的下落，一次又一次把这个异界来客灭杀一遍又一遍。是的，早在陈胜看到秦风的那第一眼，他便已然得到了先祖的提醒，知道了秦风身为异人的秘密。谨遵陛下旨意。秦风微微点头，缓缓把斩龙之刃从陈天赐的脖子上面拿了下来。而后秦风便再也不去看陈天赐一眼，转而与老皇帝陈胜对视了起来。看着秦风那澄澈的不带有任何一丝杂念的目光，陈胜并没有看出半点对皇位的贪恋，只看出了一颗无所畏惧的强者之心。他不怕秦风强大，也不怕秦风不守规矩，他只怕这种实力深不可测且不死不灭的异世界强者，不想着攀登极致，反而选择了他的先祖曾经走过的那条路，跑来和他们这凡俗之人抢夺俗世的权利。想到这里，老皇帝陈胜总算是放下了悬吊着的心，没有了忌惮之后，他反而愈发赞赏起了秦风。才降临到神域大陆这些时日，秦风便已然拥有了如此强大的实力，即便在历史记载的那些顶尖异人之中，秦风的晋升速度也能排到前3，不可谓不天才。一念及此，老皇帝对着大殿之中所有的达官显贵朗声道：天意剿灭黑教团，灭杀邪谋领主欧内斯特，镇压地窟，功劳盖世，当为我枫叶帝国北境大功。此话一出，场中所有大臣都知道此事再无挽回的余地，纷纷闭上了自己的臭嘴，不再言语。听着陈胜嘴里说到的那3块领地，秦风并没有提升反对意见，因为在这3块领地之中，正好就有2处未被开发过的宝地。只要等秦风拿到公爵令牌和相应的册封文书，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这些宝地的主人。想到这里，秦风拱手向着老皇帝淡淡施了一礼：谢陛下。听着秦风的回答，陈胜淡笑着朝身后一招手，哒哒哒哒，一阵脚步声响起，陈胜的小女儿陈洛扮作了侍女模样，领着一帮子宫廷侍女，端着公爵袍服和一个公爵令牌走到了秦风的身边。与此同时，一道不男不女的声音在大殿之中响了起来：北境大公武德充沛，忠勇无双，分封T9、T10、T11 3块领地，并赐予公爵袍服3套，公爵令牌1枚，侍女17人，黄金1万两，10亿金币。锦缎。话音落下，陈洛尔为首的17位侍女顿时就红了脸，纷纷低下了头，不敢再看秦风一眼。看着眼前清水出芙蓉、娇柔弱无骨的帝国公主陈洛，秦风的眼神瞬间就变得玩味了起来。作为众生者，秦风自然是知道陈洛的。这位小公主和卡莱尔一起，并称为神域大陆的2颗明珠，是无数男人的梦中情人。不过认识归认识，秦风属实没有想到陈胜这老小子居然给他玩这么一出，直接就把自己的女儿当成侍女给送了出来。想起前世里的那一件在玩家圈子里传得沸沸扬扬的事儿，秦风瞬间就想明白了，陈胜这是看穿了他一人的身份。一念及此，秦风便毫不犹豫地收下了陈胜递来的橄榄枝。什么公主不公主的并不重要，秦风只是想为陈胜吃一颗定心丸，告诉对方自己并不在意他的皇位。谢陛下。秦风的话音刚一落下，系统的机械提示音便在他的耳边炸开了。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意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成功获得了枫叶帝国皇帝的认可，特此授予其北境大公爵位，另分封T9、T10、T11 3块领地。世界公告， T9、T10、T11 3块区域已经成为玩家天意的领地，请所有玩家注意，若未经允许进入了这3块领地，会被视为对玩家天意的挑衅，被击杀之后惩罚加倍。世界公告，因为玩家天意获得了爵位，特开启爵位系统，全球所有大区的玩家均可以通过击杀魔物、完成 NPC 的任务、领取佣兵任务等等手段获取功勋值，功勋值达到一定数值，可以用其兑换爵位。世界公告，由于华夏大区出现了第一个公爵级玩家天意，特奖励华夏大区buff 效益，华夏所有玩家均收到 buff 加持效果，每次击杀怪物均能获得 5% 的额外经验值。一连4道系统提示音过后，秦风的头上顿时就出现了一个公爵的文章标志，只要秦风愿意将这个标志打开，就能让所有的玩家看到。与此同时，秦风的状态面板之中也出现了一个爵位栏目。看到这里，秦风直接点开了面板，查看了起来。爵位，当前爵位，公爵。当前功勋值，爵位已达到顶点，不再计算。当前爵位特权： 1. 打怪时获得额外 30% 的经验值加成以及物品爆率。 2. 通过枫叶帝国官方渠道购买物品之时获得 50% 的折扣优惠。 3. 可以对外发起战争。 4. 可以拥有不超过2万名私人军队。 5. 可拥有不超过2000万领地居民。 6. 对领地内的一切事务具有审判、裁决权利。 7. 拥有领地的所有权，并且可以对入侵领域内的一切不被承认的人执行击杀权。 8. 拥有参与国家政策制定的权利。当前任务评价：黑教团的毁灭者，欧内斯特的斩首者，独自镇压地窟通道的北境大公。看完了自己的爵位特权，秦风淡淡笑了笑。不得不承认的是，有了爵位之后的感觉不是一般的爽。不仅从帝国渠道之中买东西可以获得5折的优惠，还能拿到一个刷怪加 30% 经验值以及 30% 爆率的 buff。除开折扣和 buff 之外，最为让秦风看中的就是最后一条特权：参与政策制定。要知道，无论是在那个世界之中，想要站到最高的位置，拿到最多的资源，都需要拿到影响分配的权利。只要动用了这种权利之后，秦风即便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也可以站在所有人的肩头吸所有人的血。不过，想要动用这种权利，却是需要等待时机。越是那种动荡的时代，他越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夺取更多的资源。一念及此，秦风更是坚定了要提前掀起国战的念头。此刻的他恨不得立刻就回到自己的领地之中，开始疯狂搞基建，疯狂累积资源，
为之后的暴兵做准备。看着神游物外的秦风，陈胜也不继续挽留，指挥着太监唱起了退朝的调子。北境大公，大公，咱们该走了。老皇帝走后，陈天阳便走到了秦风的身边，戳了戳秦风的胳膊。走吧。秦风答应了一声，也不看站在一旁的陈洛一眼，跟在陈天阳的身后就往皇宫之外走去。片刻功夫过后，两人便到达了帝都之中的一处传送阵。要回枫叶城吗？要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走。陈天阳试探着问道。我就不去了。好的，那我就先走了。陈天阳淡笑答道。说完这句话之后，陈天阳便朝着传送阵而去了。尽管此时的他非常不舍，还想拿秦风混点好处，但毕竟他只是个皇子，秦风不想回枫叶城，他也没有办法。然而，莫等陈天阳走出去几步，秦风的声音却在后边响起来了。哎，能帮我想办法把这些女人弄走不？陈天阳一愣，愕然回过头，看了看秦风，又看了看自己那被人嫌弃之后造得扣衣角的妹妹。公爵大人，这恐怕有点不好办啊，毕竟这些侍女都是陛下赐给你的，我怎么好帮你把她们全弄走啊？你至少得留下一个吧。说话之际，陈天阳走到了陈洛的身边，把陈洛往秦风的身边推了推。虽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为什么会把陈洛推给秦风，但陈天阳却是无比的确定，这其中必然存在着深意。别的那些无关紧要的侍女，他倒是可以帮秦风处理掉，但陈洛的事儿，他可就不敢瞎掺和了。被兄长一推，陈洛半推半就的便凑到了秦风的身边，娇羞的低下头，不言不语。陈洛儿从小长在深宫里，见过的男人不是自己的亲人，就是那些个五大三粗的护卫，哪有机会接触到秦风这般容貌英俊又才干出众的年轻人啊？一见到秦风的那一瞬间，他便不可遏制的沦陷了进去。听完陈天阳的话，看着眼前这个被陈天阳推到自己面前的小公主，对于此刻的结果，秦风也算比较满意。在大殿之上接受公爵爵位的那一刻，秦风就已经做好了被这个小公主缠上的准备了。好吗？那就留下这个，你帮我把其他人送走吧。好了。陈天阳拍了拍胸膛，吊着的小心脏总算是放了下来。又简单聊了两句之后，两人便分别了开来。陈天阳利用传送阵回了枫叶城，秦风则是很无奈的带着陈洛传送到了他的领地之中。刚一从定点传送阵之中走出来，秦风的耳边便响起了一道道系统提示音。叮咚，你已经到达了你的领地。你的领地拥有 T9、T10、T11 3块区域，覆盖面积5万平方公里。你的领地拥有0个人口、0个士兵、1个领地建筑。叮咚，检测到玩家已到达领地，请尽快赶往领主城堡，激活领地核心权限。看着眼前这空旷而荒芜的领地，听着耳畔叮叮当当的系统提示音，秦风淡笑着摇了摇头，毫不在意陈胜玩弄的那些个小心思，径直就朝着位于领地中央的领主城堡走去了。早在陈胜划定这3块区域作为秦风领地的那一刻，秦风便已然预见到了这一幕。和处于帝国腹地的枫叶城不同， T9、T10、T11 这3块地盘，好巧不巧的正坐落在4国交界地带。由于常年的兵灾，再加上此地荒凉的一比的环境，导致了这里根本就没有任何居民居住。不过秦风倒是毫不在意这些，他本来就不想管人，对他来说没有居民才是好事儿，有了反而是负担。毕竟收居民的税，居民说不定还会心生怨气。但秦风自己生产出来的那些个小精灵却不会这样，只要给他们一口吃的，他们就会一直为秦风工作下去，比机器人还要敬业。和无比淡然的秦风不同，打小就没有走出过深宫大院的陈洛，一看到眼前这无比荒凉的领地，瞬间就瘪起了嘴。他喋喋不休的在心底处落起了自己父亲的抠门，就差列出个10大罪状的帽子扣在他老爹的头上了。走着走着，两人很快便走到了领地的中心，也就是那座破败的领主城堡所在的位置。刚一到达此处，一道系统提示音便在秦风的耳边响了起来。叮咚，检测到玩家已到达领主城堡，领主令牌自动激活，请玩家尽快使用领主令牌激活领地核心权限。听到这一声提示音，秦风掏出了那块公爵令牌，查看了起来。公爵令牌已激活，等阶9级，级值等阶史诗阶。效果，这是玩家天翼公爵身份的象征，玩家天翼可以凭借这个令牌传送回领地之中。装备特性：1. 自动充能，每秒钟恢复 1% 的能量。2. 上面刻画这传送魔法阵，可以进行定点传送。3. 激活领地核心，耐久，永不磨损，魔能 100W。介绍：蕴含着魔法能量的令牌是为北境大公身份之象征。看完了这个令牌的效果之后，秦风还算比较满意的。在神域之中，所有的爵位令牌都是具有传送功能的，不同等级的爵位令牌传送的距离自然不同。在这些令牌之中，玩家所能拿到最高等级的便是秦风手中这种公爵令牌，与之相应的公爵令牌的传送距离也是这些令牌之中最为远的。不过现在并不是考虑怎么使用传送的时候，对于秦风而言，现在最为紧要的事情就是激活领地核心。想到这里，秦风直接走进了城堡，朝着领地核心的位置而去。片刻过后，秦风便来到了城堡的最底层，看到了一个悬浮在半空之中的结晶体。由于前世的经验，秦风一眼就认出这便是所谓的领地核心。对于玩家而言，领地核心是非常重要的。一旦领地核心损毁，那玩家依托其建立起的所有建筑生产出来的所有基础单位都会在一瞬间全部灰飞烟灭。秦风快步走到了领地核心的面前，启动了领主令牌。下一刻，一道无形的波动从领的核心之中生出，和秦风的意识连接在了一起。叮咚，领地核心黑铁已激活，玩家领主面板开启。打开面板后，玩家可以看到领地的详细信息。叮咚，你接到了领地任务，提升领地等级1/10。听着在自己耳畔响起的2道提示音，秦风直接点开了领地面板，查看了起来。
领地面板，领地等级0，领地等阶黑铁，领地军队0，领地居民0，领地可收取税收0，领地区域 T9、T10、T11，当前拥有建筑。领主城堡，主城单位。当前领地技能：1. 材料归还，拆除建筑之后可以回收部分材料。2. 材料转换，缺少非特殊材料之时可以用金币替换。看完了领地的面板之后，秦风还算比较满意。和前世不同，这一次得到领地之后，他直接就拿到了2个领地技能。虽然这2个技能并不是什么非常高级的领地技能，但有总比没有好。想到这里，秦风便打开了刚获得的领地任务，查看了起来。提升领地等级1/10，任务等阶青铜级，任务内容将领的提升到青铜级。任务目标：1. 建造出一个普通建筑。2. 招募到一个生产单位。任务完成奖励：1. 青铜级随机建筑图纸宝箱1个。2. 金币1000枚。任务失败惩罚5。介绍：最低难度的领地任务，有手就能完成。看完了领地任务之后，秦风失望地摇了摇头，这任务的难度简直低得让人不想看。一个建筑，一个生产单位，这尼玛没有手的都可以做到。想到这里，秦风便动用了领主权限，暂时将领的核心给收了起来。对于这个领地核心，早在得到生命之树之时，秦风就已然想好了要如何安置它了。收好领地核心之后，秦风转过脑袋对着陈洛说道：“你出去，离城堡远一点。”啊？为什么啊？你不要赶我走啊！听着秦风的话，陈洛顿时就慌了。跟着秦风来到这公爵领地之后，他还没有跟秦风说过任何一句话。在此之前，他还一直想着要找个话头和秦风聊2句呢。谁知道还没等他想出来由头，秦风就要驱赶他离开。想着自己还没有完成的任务，陈洛摇着脑袋就开始反抗：“我不走，我不走！”呜呼！看着眼前这个愚蠢的细作不称职的工具人，脑子不太好使的憨货，秦风也不想跟他多解释什么。只见他直接走到了陈洛的身边，一把就将陈洛给提溜了起来。下一刻，只听得唰的一声，秦风发动了斩龙闪，带着陈洛出了城堡。0.4秒过后，斩龙闪冷却完成，又是唰的一声，秦风回到了城堡底层法阵所在之处。回到了这一层之后，秦风抽出斩龙之刃，就开始狂劈乱砍。片刻功夫过后，在秦风那恐怖到不是人的伤害能力之下，领主城堡瞬间便化作了废墟。看着自己的作品，秦风满意的点了点头。秦风并没有抽风，也没有犯病，而是因为在这个阶段之中，主城级的建筑同一时间内只能存在一个。有了更为高等的主城建筑图纸生命之树之后，秦风自然不需要这个毫无任何生产能力的领主城堡。恰在秦风欣赏自己作品的同时，一道提示音在他脑海之中响起来了：“叮咚，检测到你的主城建筑领主城堡已损毁，你的领地进入危险期，请在5分钟之内建立起新的主城建筑，并安放好领地核心。”听着这道提示音，秦风淡淡笑了笑，对着地上的城堡废墟便发动了领地技能材料回收。一瞬之间，地上的裂得东倒西歪的废料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叮咚，你发动了材料回收技能，获得1000单位木材、1000单位石料、10克密银。装备回收生效之后，秦风的背包之中顿时便出现了一些建筑材料，虽然很少，但也聊胜于无。也不拖延，处理完地上的废料之后，秦风直接就领地面板，将自己拥有的所有建筑图纸全部都载入了进去。叮咚，你载入了生命之树图纸。叮咚，你载入了月亮井图纸。叮咚，你载入了战争古树图纸。叮咚，你载入了猎手大厅图纸。叮咚，你载入了长者大厅图纸。将5张建筑图纸全部载入之后，秦风便直接打开了建造面板，开始了氪金建造。获得领地之时，秦风拿到了一个领地技能材料转换。和另外一个技能材料回收不同，这是一个很普遍的技能，只要玩家开启了领地就能够拿到。有了这个技能之后，玩家便可以在缺乏建筑材料之时用金币进行替换。叮咚，是否消耗1亿金币建造主城生命之树？听到这一声提示音之后，秦风毫不犹豫地直接点击了确定。确定之后，一个巨大的虚影便出现在了秦风的视线之中。随着秦风视线的移动，这个虚影也跟着移动了起来。找好了位置之后，秦风停止了眼神的移动，将虚影安放在了他挑选好的位置之上。而后，秦风便再次点击了确定。下一刻，一道悠扬的风笛声响起，伴随着这道风笛之声，一个绿色的嫩芽破土而出，不到半秒的功夫，这个嫩芽便成长为了一棵参天巨树。大树蓬勃生长着。与此同时，一道提示音在秦风耳畔响起：叮咚，检测到玩家天意建造了主城建筑生命之树。生命之树具有2种形态，一为战争形态，2为日常形态，请玩家选择。听到这声提示，秦风浩毫不犹豫就选择了日常形态。以他这强大到离谱的战斗力，只要有人敢来他的领地闹事儿，即便是神，秦风也有法子把他弄死。在此情况之下，秦风根本就不需要生命之树拥有战斗能力，他最需要的还是日常形态所提供的生产居住能力。选择完了主城的形态之后，秦风便开始了建造其他的建筑。叮咚，你消耗了30亿金币，建立了6000个月亮井。叮咚，你消耗了10亿金币，建立了5个战争古树。叮咚，你消耗了3亿金币，500克纳舍尔金属，建造了一个长者大厅。叮咚，你消耗了5000万金币，建立了一个猎手大厅。随着叮叮当当的提示音响起，一个个建筑拔地而起，错落有致地分布在了秦风面前的地面之上。最后一个建筑建造完成之时，生命之树也完成了生长。高大的树冠直接盖住了方圆2公里的空间，磅礴的自然之力朝着四方扩散。在自然之力的作用之下，
一棵棵郁郁葱葱的树木迅速的抽芽生长，将方圆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直接改造成了一片茂密的森林。看着眼前的这一切，陈洛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他从未见过如此神奇的魔法，居然能在一瞬之间让这荒芜的惨不忍睹的领地变成了如今这般郁郁葱葱的森林。这就是天意大功的手段吗？这也太强大了吧！即便是神灵也不可能比天意大功做得更好了。震惊的同时，陈洛看向秦风的眼神瞬间就变了。此时的他已然从最开始的贪恋秦风美色，变成了如今彻头彻尾的崇拜。另一边，建造完了建筑之后，秦风便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到了面前的生命之树之上，开始疯狂生产小精灵。叮咚，花费了1000金币生产了一个小精灵。叮咚，你完成了领地升级任务，提升领地等级1/10，当前领地等级为1级。叮咚，你获得了青铜级随机建筑图纸宝箱 X1。叮咚，你获得金币1000枚。叮咚，检测到你的领地已经达到1级，是否接取领地升级任务，提升领地等级2/10？听到这里，秦风毫不犹豫的便选择了接取。随着叮当一声响动，任务成功接取。而后，噼里啪啦的系统提示音便再度响起在秦风的耳边。叮咚，你完成了领地升级任务，提升领地等级2/10，当前领地等级为2级。叮咚，你获得了白银级随机建筑图纸宝箱 X1。叮咚，你获得金币5000枚。叮咚，检测到你的领地已经达到2级，是否接取领地升级任务，提升领地等级3/10？看到这里，秦风便开始了机械运动，不停地接取任务，不停地完成任务，循环往复。几分钟过后，在完成了第4环的最后一个任务之后，秦风总算是停在了第5环之上。这番操作完成之后，秦风也顺利地将领地提升到了铂金等阶。在秦风将领地等阶提升到铂金级位之后，一道世界公告便响起了全世界神域玩家的耳边。世界公告：检测到华夏大区玩家天意的领地已达到铂金级，达成首位拥有铂金级领地玩家成就。特奖励永久 buff 生产加速，人口生产效率提升50%。特奖励神级随机建筑图纸抽取宝箱 X5。世界公告：检测到华夏大区出现了全球第一个拥有铂金级领地的玩家，华夏大区所有玩家获得永久增益 buff 功勋加速，功勋获取速度提升5%。世界公告：由于华夏大区玩家出现了拥有铂金级位领地的玩家，全球领地排名系统开启。当前系统排名：第1位天意，第2位暂无，第3位暂无，第10位暂无。世界公告：领地排名系统开启，该排行榜每月结算一次，希望全球玩家努力拼搏，早日上榜。一连4道世界公告过后，全球玩家都傻眼了。首先是国内，天意大佬未免太过于恐怖了吧？这才拿到爵位多久啊？居然就把领地升级到铂金级位了。我刚查了资料，把领地升级到铂金级位至少需要40亿金币，而且这还只是建造建筑和生产人口的钱。要是没有图纸，你再如何有钱也做不到。天意大佬是怎么拿到那么多钱和图纸的呀？从开服到现在一直都在攒钱，也不过才攒了300多万。300多万很好了吧？我特么浑身上下连50个金币都拿不出来。天意大佬，求求你让我抱抱大腿吧！万人血书天意大佬出攻略，都特么怪牛云，要不是他杀笔，天意大佬估计早就把攻略做出来放给我们看了。牛云杀笔，天意大佬万岁！在华夏大区玩家们震惊的同时，海外的神域玩家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我靠，为什么还是这个天意啊？是啊，这游戏到现在出的所有的世界公告全被他一个人独占了，这未免也太恐怖了吧？你们说他是不是工作室啊？一个人哪里可能做到这种程度？毛日的，你放屁！天意大佬怎么可能是工作室？你要是再敢侮辱我的偶像，老子第一个弄死你！转区，我要去华夏大区，我要近距离的瞻仰天意大佬。就你配吗？还想瞻仰天意大佬？那种人物是你这等蠢货可以瞻仰的？我还差不多。在国内外普通玩家们震惊狂欢之时，国内外的各大公会却是极度的都快要发狂了。在别的游戏之中，这些公会几乎可以包揽所有的重要成就，拿到最多的奖励。神域开服之际，这些公会的管理者也是这般想的。他们觉得以自己这些人那丰富的游戏经验以及强大的超能力，一定可以在这个游戏之中重现他们在别的游戏里的荣光。然而没等他们发功，秦风却是横空出世，以一己之力拿走了几乎所有的大型奖励，享受了全部的世界通告，拿到了全球玩家都羡慕不已的荣耀。此时听到4道世界公告之后，世界各大区的公会玩家瞬间就聚集了起来，商量起了对策。经过之前的那些事件，此时的他们已经明白了，他们根本就没有资格在领地玩法和世界副本这2个大玩法之中跟秦风抢进度。想要拿到奖励，他们就必须利用自己的优势另辟蹊径。想到这里，这些个公会玩家瞬间就意识到了公会玩法本身。在秦风的刺激之下，他们决定乘着秦风搞领地的空档，疯狂发展公会，在公会玩法这条赛道之上赢秦风一回。在一众玩家或震惊或嫉妒之时，秦风也收到了新的系统提示。新的任务提示响起之后，秦风再度选择了接受，而后他便打开了任务面板查看了起来。提升领地等级5/10，等阶钻石级。任务内容：将领地升级为传说级。任务目标：1. 领地人口达到1000W。2. 领地战斗单位达到10W。任务完成奖励：1. 金币加100W。2. 经验值加10亿。3. 额外奖励一个传说级的领地 buff。4. 奖励传说级随机建筑图纸宝箱 X1。5. 拥有招揽玩家进入自己领地的权利。任务失败惩罚5。介绍：身为领主，你必须要让自己的领地变得强大，而想要变得强大，就需要达成3个条件：
人口，人口，人口。看到这个任务的时候，秦风的嘴角下意识的就抽搐了一下。由于位置比较偏远，再加上秦风本身对于领地的定位，秦风的领地注定是接纳不了太多流民的。即便到时候海瑟薇进驻到了领地之中，在他的地盘之中建立起了交易市场和商会等机构，能给秦风产生的人口也是非常稀少的，根本不足以达成让领地晋升到钻石级的要求。想要尽快的完成领地的晋升任务，秦风就需要不断的砸钱，不断的建造月亮井，生产小精灵，用小精灵的数量去填补领地所需要的人口。然而让秦风有些伤心的是，他快没钱了。以他现在剩下的这些钱，别说招满1000万个小精灵了，他连10万个小精灵都不一定造得出来。想到这里，秦风也意识到了，想要在短期内完成这个任务，基本上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想要完成这个任务，只能不停的开荒，不停的攒钱。一念及此，秦风直接关闭了领地面板，查看起了自己的背包。一看之下，秦风瞬间就呆住了。疯狂氪金，造建筑，造小精灵之后，秦风直接就把身上那40多个亿的金币全部给花光了。这尼玛烧钱也太恐怖了吧！秦风一反常态的捂着肚子感慨了起来。别问他为什么要捂肚子，这种体验没有经历过的人不会懂。休整了好一会儿之后，秦风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他想到了一个搞钱的绝妙主意。一念及此，秦风立刻动用起了感知力，在深州的密林之中查找起了陈洛的下落。得益于强大的精神力，不到片刻功夫，秦风便找到了他在月亮井舀水喝的陈洛。发现陈洛的那一刹那，秦风的目光瞬间就变得无比的灼热。现在光是建造建筑和生产小精灵，就把他所有的钱都给花完了，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钱去升级这些建筑。于是乎，秦风非常自然的便把主意打到了陈洛的身上。这个姑娘虽然脑子蠢了一点，颇有点熊大无脑的感觉，但是可不要忘了，她可是枫叶帝国的公主，是老皇帝的陈胜的亲生女儿，是镇北王陈天阳的小妹。有了这层关系，想从这两人身上敲点竹杠，那还不是一件轻轻松松的事儿。想到这里，秦风便走到了陈洛的身边，微笑着招呼了陈洛一声：“哎，你干嘛呢？”听到这话，正在舀水喝的陈洛顿时就愣住了。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他已然做好了被秦风忽略的准备，甚至还在心中打好了主意，要用无微不至的照顾融化秦风那颗冰冷的心。然而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没等他有所行动，秦风居然主动找上了他，跟他搭话。一瞬间，陈洛就慌了，手足无措的不知道该如何应答，但他又害怕不回答秦风的问题会让秦风厌恶了他，于是乎他就只能跟个白痴一般，把自己之前做过的事情描述了一遍。我口有点渴，我就喝了2口水，我没有多喝，真的没。陈洛儿唯唯诺诺的抬起头，瞟了一眼秦风，便低下了头，小声说道。看着陈洛儿的反应，秦风猛地升起了一股子负罪感，想着自己之前对陈洛儿做的那些事儿，秦风觉着自己有点过于冷漠了，要改。心念一定，秦风脸上的微笑更加浓郁，他走到了陈洛儿近前，拍了拍对方的脑袋，语气尽可能温和的说道：“喝水就喝水，这里6000多口井，我难道还怕你把水喝完了？这水你随便喝，就当在自己家一样。”听到这话，陈洛儿的眼睛顿时就亮了起来，他机械的点着头，用自己的脑袋蹭着秦风放在他头顶的手掌。谢谢。看着陈洛儿的反应，秦风眼中的笑意更浓了，他伸手拉住了陈洛儿的小手，无比温柔的说道：“另外呢，我还有件事儿要跟你说一下，既然你现在已经跟我来了我的领地，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了，这领地就是你的家。哦，还有，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侍女看待过，这一点你要明白。没有把我当侍女看待，那拿我当什么？不会吧，不会这么快吧？”两句话说完，陈洛儿眼神之中的惊喜之色愈发浓厚，但心中也浮起了一股子异样感觉。对于他而言，这幸福简直来得太过于突然了，突然的都有点让他接受不了。毕竟在不久之前，秦风对他还那么的粗暴，根本不惜的跟他解释的，直接就把他丢出了城堡，自己拆家去了。而现在，秦风却是无比温柔，拉着他的手，亲切的告诉他，以后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我们就是一家人。还告诉他说，从未把他当成侍女看待过。陈洛儿虽然不聪明，但是他本能的感觉到了奇怪，他的潜意识告诉他，秦风肯定对他有所图谋。想到这里，陈洛儿下意识的瞄了一眼自己那刚刚发育成熟的身体，脸色顿时就是一片酡红。现在的他无比的确定，秦风一定是缠上了他的身子。不过有了这番猜测之后的陈洛儿却是没有对秦风生出反感的情绪。在陈洛儿见到秦风之前，他已然就从宫里听到了无数关于秦风的传说，知道了这个男人是以如何手段灭杀了黑教团的绿胶者小队，知道了这个男人以何等万众瞩目的姿态强势灭杀掉了邪谋领主的分身，而后又独自镇压了一座不逊色于9大通道的地窟通道。在宫里人添油加醋的描述之下，陈洛儿已然对秦风这个年轻有为、绝世无双的美少年大英雄有了无限的憧憬。而在他见到秦风的那第一刻，他懵懂幻想之中的那个人儿，更是和秦风的形象完美重合在了一起。那冷峻的眼神，刀削斧凿的坚毅面庞，挺拔而有力量的体魄，那修长白皙而有力的手指，只是当时的那一眼便已然摧枯拉朽一般，彻底摧毁了陈洛所有的心理防线，让陈洛对秦风生出了近乎无穷无尽的好感。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陈洛这才答应了他父亲那近乎无理的要求，换上了侍女的衣服，心甘情愿地被送到了秦风的身边，当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侍女。单纯的陈洛并不知道那么多的阴谋诡计，他只希望自己的爱情能够像才子佳人小说里的那般，于无声之处，两个人就那么水到渠成的相爱了。而后在蓦然回首之际，他的真实身份被心爱男子发现，到那时候他再深情脉脉地说一句，那都是过去式了，我现在不是什么公主，也不是什么皇女，我只是你的爱人，
我只想就这样陪着你，答应我，不要在意那些过去的事儿了，好吗？想到这里，陈洛儿的眸子顿时就润得一塌糊涂，他深情脉脉地望着秦风，将自己带入到了玛丽苏小说女主的角色之中，轻轻地嗯了一声。按照小说里讲的，陈洛儿鼓足了勇气，直愣愣地看着秦风的眼睛，强自按那心头躲闪的冲动，就这么直直地看着秦风，一眼万年。望着望着，陈洛儿就发现秦风灿烂地笑了，那笑容就像是春日里扫清万丈阴霾的阳光，就像是绵绵冬雪之日闪烁在壁炉之中暖人身心的炉火。陈洛儿跟着笑了，他的眼角牵动着眉梢，润朗如秋日万里平湖的眸子里仿佛被石子扰动了一般，泛起了一圈圈的涟漪。他的唇瓣微微抿着，浅浅的酒窝裹住了晚风，酿了一壶醉人的酒，等待着秦风品尝。1秒、2秒、3秒，暗自数着数，3秒一到，陈洛儿缓缓闭上了眼睛，喉咙被小舌头牵动着上下浮动了起来。然而等了许久，陈洛儿却没有等到小说之中屡见不鲜的深情一吻，他只听到了秦风温和的声音再度在他耳畔响起：既然咱现在都是一家人了，那一家人就不能说两家话，联系下你哥还有你爸，我有点事儿要找他们。听着秦风的话，陈洛儿顿时就是一呆，不过片刻功夫过后，他却是反应了过来。他把秦风当成了一个古典的男人，以为对方这是要在确定关系之前先知会一下双方父母。陈洛儿非常的感动，他发自心底的认为秦风是一个负责任的好男人，若不是现在他明面上的身份只是个侍女，他都想掏出皇室专有的联络工具联系自己的父亲了。想着父亲给自己派发下来的任务，想着自己肩头扛着的那份沉甸甸的责任，陈洛儿决定撒一个善意的谎言，先骗骗秦风，等到孩子生下来的那一天，等到任务完成之后，再把这一切的真相告诉秦风。想到这里，陈洛儿便沉下心思，扮作一副失落的表情，悲切地说道：天意哥哥，我已经没有家人了，我的家人早在我3岁那年便离开了人世。听着陈洛儿情真意切的表演，秦风直呼好家伙，要不是他拥有着探查之眼，知道了陈洛儿的底细，他估计都信了陈洛儿的鬼话，相信了他是一个全家死绝了的孤儿。想到这里，秦风也就不再跟陈洛儿掩饰了，他直截了当的开口叫出了陈洛儿的名字：陈洛儿殿下，你说你父亲，你哥哥听到你这么说话，他们会怎么想？此话一出，陈洛儿顿时就慌了，我不是已经扮成了侍女了吗？他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他难道是神灵吗？能看透我的想法？不过震惊归震惊，在表面上陈洛儿依旧死鸭子嘴硬。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不知道。见陈洛儿还跟自己死犟，秦风眼神一变，顿时就将自己的气势给提了上去，冷声说道：你的父亲枫叶帝国皇帝，你的同父同母的亲哥哥枫叶帝国3皇子，这些我应该没有说错吧，公主殿下。说完这句话之后，秦风顺势往前压，将陈洛儿逼到了月亮井的井沿上。你要是不承认也没有关系，大不了我直接把你送回去就行了，别的我不敢说，把你送回枫叶城却是没有半点问题的，毕竟我们隔得很近不是吗？在秦风的压迫之下，陈洛儿的身子止不住的开始发抖，不过在嘴上他依旧死犟的挣扎着。你刚刚不是说要我把你的领地当成自己的家？你刚刚不是说我已经是你的家人了吗？我们都已经是家人了，你就不要赶我走了，好不好？说完这句话之后，陈洛儿一脸期待的望着秦风，期望从对方的脸上看出哪怕半点的怜悯。只有出现了这种眼神，陈洛儿就可以接着这个机会拖下去。然而秦风是何许人也，他又如何会有这等怜香惜玉之心？只见秦风淡然开口，只听秦风斩钉截铁说道：对，我是说过这话，不过这事儿呢有个前提，你要是听我的安排，这话自然就是算数的，但你若是不听我的安排，那就抱歉了，我可没有你这样的家人。此话一出，陈洛儿顿时就被定在了原地，半晌之后，他才缓过神来，幽怨的开口问道：你说吧，你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做，我都答应你。陈洛儿虽然愚蠢，虽然备受玛丽苏小说的荼毒，但此时此刻他却是明白了秦风之前那个要求的重点是什么。那句话的重点不在于你是我的家人，而在于联系下你哥和你爸，我有事儿找他们。明悟到这一点之后，陈洛儿便清楚了自己在秦风心目之中的定位，工具人。听到陈洛儿这装满了幽怨的声音，秦风开心的笑了笑，而后便开口说道：这事儿呢也不麻烦，我最近有点缺钱缺资源，你就把这事儿给你爸还有你哥一说，他们自然就会明白的。很简单是不是？那就去做吧，只要你做了，你就是我的好家人。听到这话，工具人陈洛儿一脸幽怨的望着秦风，秦风也不着急，就这么微笑着和陈洛儿对望着。半晌之后，陈洛儿非常自觉地低下了脑袋，认了输。而后他便从储物袋之中取出了一块皇室专用的传讯令牌，把秦风告诉他的这句话传输到了他哥哥还有他父亲的传讯令牌之上。做完这一切之后，陈洛儿抬起水灵灵的大眼睛，无比幽怨地看着秦风，淡声道：我做完了，还有别的事儿需要我为你做吗？秦风开心地笑了笑，根本就不理会陈洛儿心底的掀起的狂风暴雨，以及她这个年纪小女生特有的矫情情绪。秦风伸出了手，轻轻地拍了拍陈洛儿的脑袋，赞赏道：干得不错，现在没事了，你去玩吧。陈洛儿一动不动，也不用脑袋去蹭秦风的手掌了，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声：既然没有事儿了，那我就走了呀。既然你只拿我当一个工具人，那我也不烦你，我自己走，只要你答应，我马上就走。陈洛儿尽量控制着自己的声音，强行压制住心底的抽泣，哀怨地看着秦风，等待着秦风的回答。秦风头都没有回，一边答应着，一边往外走去。在他的计算之中，陈天阳和陈胜着两老阴笔，估计也拿不出太多的资源给他，顶天了也就20-30亿左右。这一点的钱，对于秦风领地的升级需求而言，无疑是杯水车薪。想要彻底解决当前的困境，
秦风就需要开辟新的资源点。恰好在他的领地之中，正好就有着这样2处宝地。看着渐行渐远的秦风，陈洛儿再也抑制不住眼睛里蓄满了的泪水，捂着嘴巴，迈动2条大长腿，朝着密林之外便跑去了。一边跑，陈洛儿一边伤心，心想着这辈子都不要再见到秦风，并且赌咒发誓。然而没跑出去几步，他便感受到了手中令牌所发出的震动。意念一动，陈洛儿阅读起了父兄传来的消息：陈胜告诉天意，物资马上到位；陈天阳告诉天意，物资还需要时间筹备，稍后到位。看到这2条消息之后，一种名叫默默付出，淡淡消失的想法出现在了陈洛儿的脑海之中，迫使着他停下了离开的脚步。起心动念之际，陈洛儿改变了主意，他觉得他有必要把这么重要的事儿告诉秦风，只有这样做了，他才能毫无牵挂的离开，然后找个地方独自伤怀。于是乎，陈洛儿回过了头，寻找起了秦风的身影。但是寻找了好久好久，陈洛儿却是连秦风的衣角都没有见着。再说回秦风，此时的秦风已经生产了非常多的小精灵，由于他现在还没有别的矿产资源可以开采，这些小精灵就只能够围着领地内的大树绕圈圈开采木材。不过光有木材却是不行的，秦风还需要更多的资源，比如金矿、宝石矿。想到这里，秦风便想起了记忆之中离他领地很近的那几个矿点，他准备先把这些矿点给占了。要知道，采矿可不必打劫，不是提着储物袋就能够轻松搞定的事儿，是需要大量时间、大量人手去开采的。越早占据这些矿点，秦风就能够拿到更多的资源。想到这里之后，秦风除了领地的核心地带，朝着记忆之中的一处矿点去了。片刻功夫之后，秦风便到达了他的目的地之一。刚一踏足这一区域，一道系统提示音便在他的耳边响起：叮咚，你已经踏足埋骨荒原，提示本区域极度危险，请玩家小心。听着耳边的这道提示，秦风丝毫不在意。以他现在的实力，就算是地窟世界也不足以威胁到他，一个小小的埋骨荒原又如何能够难得住他？想到这里，秦风直接打开了地图，将记忆之中附近的几块区域给标注了出来。完成标注之后，秦风便朝着最近的一个资源点去了。几分钟过后，奔跑在荒原上的秦风看到了几头魔化后的荒原巨熊。和一般的巨熊不同，这些巨熊由于地窟魔气的侵染，生出了另外2个脑袋，看起来无比的狰狞恐怖。看到了这些个巨熊之后，秦风也不犹豫，直接就抽出了斩龙之刃，发动斩龙闪，冲到了他们的面前。嘘嘘嘘 31W 几道刀光闪过，都不用秦风施加任何的增伤技能，这些巨熊便惨死在了他的刀下，变成了一具尸体。与此同时，秦风的耳边也响起了一道道系统提示音：叮咚，斩龙之刃灵体强度加1，叮咚，你的灵体强度加1，叮咚，你因为天赋无限成长和技能鲜血魔体的效果，你的生命值加5，叮咚，你击杀了荒原巨熊，获得 18W 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荒原巨熊，获得 18W 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荒原巨熊，获得 18W 经验值。一连串的提示音响起过后，秦风直接发动了猩红之刃，利用地面上的血液凝聚出了200把利刃。操控着这200把利刃，秦风一路平推，很快便来到了离自己最近的一个矿洞。叮咚，你发现了神秘山洞。听着耳畔响起的这一道提示音，秦风抬头看了看眼前的山洞。这个山洞的洞口掩映在一片乱石之中，一脚踢开这些巨石之后，一个巨大的洞口便出现在了秦风的面前。走进这个显得颇为有些幽深的洞口，秦风便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这味道带着一股腐烂的酸味，有点像口臭。秦风眉头一皱，心想这洞里的野怪到底是有多么的不讲卫生。好，恰在秦风思考着如何弄死里面的怪物，并不弄脏自己的刀的时候，里面的怪物也像是察觉到了有人走进了他的领地，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吼声。在狭窄的山壁的来回激荡之下，这声音层层叠叠，震得秦风耳朵难受至极。不过难受归难受，一抹惊喜的神色却是出现在了秦风的脸上，因为这道吼声之中居然蕴含着一丝丝的龙族威压。众所周知，龙族都是非常种马的存在，神域大陆之中的纯血龙族虽然早就消失了多年，但是这些私生活混乱的生物却是在这片大陆之上留下了不少杂交品种。而他们的这些杂交品种好巧不巧地保留了龙族的某些癖好，比如喜欢收藏宝物，喜欢收藏金币。想到这里，秦风脸上的兴奋神色就愈发浓郁了起来。要知道，在神域大陆之中，每一个亚龙生物的巢穴对于玩家而言都是巨大的宝藏。一旦弄死了洞穴里的亚龙生物，不但可以从尸体之上拿到不少的珍贵材料，还可以得到无比更为值钱的宝藏。一念及此，秦风便提着刀朝着龙穴深处走去了。感受到进入自己领地的外来生物居然没有在自己的提醒之下退出自己的巢穴，火焰龙蜥顿时就怒了。他扯着脖子发出一声比之前还要巨大的龙吼，把自己的龙威扩散向了整个巢穴。龙吼之声响起的同时，一道道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响起了：叮咚，你受到了火焰龙蜥的龙威影响，由于你高额的异常状态抗性，你免疫了本次影响。叮咚，你进入了火焰龙蜥巢穴的核心地带，请务必小心。听到耳边响起的提示音，秦风脸上露出了一抹古怪的笑容。这龙蜥未免也太过于拉胯了吧，散发出来的龙威居然连他的抗性都破不了。想到这里，秦风也不浪费时间了，直接就朝着龙吼之声传来的地方走了过去。走着走着，一道粗壮的火焰吐息便从洞穴深处窜了出来，正面轰击在了秦风的身上。叮咚，你受到火焰吐息攻击，受到减抗效果，得益于你高额的异常状态抗性，你无视了本效果。提示音响起的那一刻，一条条伤害数值条也出现在了秦风的脑袋上。看着这一点一跳的伤害，
又看了看自己的300多万点的血量，秦风玩味的笑了笑。就这，也不躲避，也不抵挡，秦风就这么顶着火焰龙息的吐息，直愣愣的朝着洞穴深处走去。走着走着，温度还足以给秦风挠痒痒的吐息便停止了下来。与此同时，一头庞然大物也从山洞之中探出了脑袋，一脸惊恐的看向秦风。看到毫发无损的秦风之后，龙息整个龙都傻了。他在这片区域里也算得上霸主，称霸荒原数十载，打败无数强敌，也被无数个强敌揍得屁滚尿流过。但是那些战斗都是正常的，即便他打不过对方，也能对对方造成不俗的伤害，让对方不敢轻易招惹自己。然而今日却是不同，眼前这个雄性人类生物不仅硬生生用肉身抗下了他的吐息，而且还毫发无损，这也太可怕了吧！巨大的压力之下，火焰龙息吓得腿肚子都开始发抖，他哆哆嗦嗦地往身后的洞穴里缩，把自己的大锭留在秦风的面前。看到这一幕，秦风哑然失笑。他打开了探查之眼，查看起了这个龙息的信息。只要龙息的龙血比例超过了 30%， 他就准备放过这个小家伙一条小命，把他带回自己的领地，替自己看门。但若是龙族血统低于了 30%， 那就不能怪秦风欺负他了，只能怪他自己的命不够好。想到这里，秦风便把探查之眼对准了火焰龙息。下一刻，火焰龙息的信息便出现在了他的视野之中。火焰龙息，传说，等级65级，等阶传说阶，血量 6500W 6500W， 蓝粮48905000，攻击力 124W， 防御力84546，龙血比例 28%， 技能龙族血统火焰龙息龙威龙羽魔法龙之火龙羽魔法吞噬巨龙践踏火焰魔法免疫高级火元素晶核。介绍：这是一只处于成长期的龙息宝宝，不过由于体内龙血含量太低，它将一直处于成长期。看着眼前的属性面板，看着火焰龙息那低的有些残忍的 28% 的龙族血统，秦风感觉自己的运气有点差。要是这个龙息的龙族血统再高那么一点点，他说不定就能收获到一个拥有龙血的看门小狗狗。然而可气的是，这头龙息属实是有点不争气，龙族血统只有 28%， 属实有点垃圾。想到这里，秦风也不准备留活口了，提着斩龙之刃便走了上去。一边走，秦风一边发动幻影替身。走到龙息的身边之时，秦风已经用了是个幻影替身，刷刷刷刷，整整11道血梅花标记出现在了火焰龙息的大锭之上。下一刻，秦风消耗了 10% 的生命值，使用了猩红之力，获得了 500% 的伤害提升，并拿到了正式伤害的能力。此时的秦风虽然不准备收龙息当小弟了，但本着之前的情谊，秦风还是准备给龙息一个痛快。嘘的一下，斩龙之刃无情地落在了龙息的大锭之上，直接从落刀之处开出了一刀巨大的伤口。11850W， 一刀赤红的伤害数值条从龙息的脑袋上飘出。伴随着这道伤害提示，赤红的血线从伤口之处爆出，龙息根本来不及惨叫，便变成了一具尸体，进入到了下意识的投胎流程之中了。与此同时，一道系统提示音在秦风的耳朵里响起：叮咚，你击杀了传说级野外 BOSS 火焰龙息，奖励5000万经验值，奖励10个技能点。叮咚，斩龙之刃灵体强度加1。叮咚，你的灵体强度加1。叮咚，你因为天赋无限成长和技能鲜血魔体的效果，你的生命值加5。世界公告：检测到华夏大区玩家天意首次击杀了具有龙族血统的野外 BOSS 火焰龙息，特奖励3阶称号猎龙者，特奖励经验值1个亿。听着耳边的系统提示音，华夏大区的玩家们纷纷停下了手中的动作，议论了起来。天意大佬又开始了吗？天意大佬之前不是还在建领地吗？怎么这么快又开始杀怪了？不愧是天意大佬，一出手就是这样的大手笔，随便杀个怪就是世界通告，太牛逼了呀！我还在主城杀猪，天意大佬就已经跑去砍龙了，都是主城玩家，差距怎么可以这么大？楼上的你是脑残吧？你也不看看你是啥等级？天意大佬是什么等级？人家44级杀了一个65级的龙息，很奇怪吗？居然又有称号，还是3阶的称号！我玩了这么久的游戏，才拿到个1阶称号。再看看人家天意大佬，几天就能弄出来一个称号。我哭了呀！天意大佬牛逼，我想加入你的领地。滚！哪里轮得到你？天意大佬，看我可以给你守门。看着世界频道上面再度沸腾的玩家们，秦风面无表情的摇了摇头，看向了自己的收获。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3阶称号猎龙者。猎龙者等阶3阶，效果：1. 攻击龙类生物之时获得 20% 的伤害增幅。2. 免疫龙威。介绍：只有强大到足以猎杀巨龙的勇士才有资格佩戴的称号。看到这个称号的效果，秦风丝毫提不起半点的兴趣。这个称号和他的5阶称号嗜血修罗比起来差得太远了。20% 的伤害增幅，别说是只针对龙类的时候有效果，就是全程都有效果，都让秦风提不起半点的兴趣。以秦风现在的技能和装备，随便一个增伤技能都比这个强得多。其中最为拉胯的大师级刀术专精也有 50% 的增伤效果，是这个称号的2倍之多。除开第一个垃圾效果之外，这个称号的第2个效果更是垃圾。免疫龙威，以秦风现在这高到离谱的异常状态抗性，什么龙威能影响到他？总而言之，这是个非常垃圾的称号，只能丢到一边，等待称号熔炼系统开启之时，用来当做熔炼的材料。想到这里，秦风极其厌烦的一脚踢飞了龙息的尸体，收捡起了龙息掉落下来的宝贝。叮咚，你获得了传说阶装备神圣龙鳞甲。叮咚，你获得了传说阶赤炎装甲制作图纸 X1。叮咚，你获得了神圣附魔卡片宝箱 X3。
叮咚，你获得了神圣金币宝箱 X1。叮咚，你获得了传说街特殊道具火焰仆从召唤令牌 X1。叮咚，你获得了50W 金币。叮咚，你获得了珍贵宝石血钻 X23。看到自己获得的这些东西，秦风点开了赤炎装甲的制作图纸的信息，查看了起来。赤炎装甲制作图纸，传说阶，等级60级，等阶传说，效果使用后可获得赤炎装甲的制作方法。介绍：上古时期，龙类还存在之时，这件装甲为人类与巨龙之间的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让大部分的战士拥有了免疫火焰龙息的能力。然而，随着历史的更迭，这个装甲的制作方法已然遗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看到这个图纸，秦风感觉还不错。这个装甲虽然对他来说非常的没用，但是对于他未来的那些小兵而言却是非常有用的。赤炎装甲不仅具有着强大的攻击能力，还能让穿戴着免疫大部分神阶之下的火焰魔法，在类似于火焰山谷这类特殊地域作战之时，能够大大增加部队的生存能力。想到这里，秦风直接将这份制作图纸放到了自己的背包之中。只要等海瑟薇带着他的人来投奔自己，秦风就可以把这份图纸交给对方，让对方替他批量生产。接下来，秦风便将目光看向了另外的2个神圣宝箱之上。神圣附魔卡片宝箱，等阶史诗，效果使用后可以开出一张青铜神阶的神圣附魔卡，数量3。介绍：开箱吗？有惊喜哦！神圣金币宝箱，等阶史诗，效果1，使用后可以开出一张10至10亿金币。2，使用后有机会开出金币增益卡，消耗品，数量1。介绍：开箱吗？有惊喜哦！看到这2个箱子的一瞬间，秦风顿时就激动了起来。像这种带有神圣2字的抽奖箱子，是一种极其看脸的存在。运气好的，能够在其中开出非常有价值的宝物；运气差的，就只能看着手中的青铜级附魔卡，还有10个金币，吼着帝国奸商退钱。是的，这2个箱子在各大帝国的官方渠道之中都有售卖。像这种史诗级的箱子，每一个的售价都在5000万金币之上。在秦风前世的记忆之中，许多有钱的巨佬疯狂的氪金买箱子，只为了从这个箱子之中拿到一张符合自身职业和属性的神圣附魔卡。然而，这些人之中的绝大部分都失败了。但是，这恐怖的失败率却没有吓退玩家们，他们依旧疯狂的氪金开箱抽卡，只因为神圣附魔卡的附魔效果远远比一般的附魔卡强大得多。说的简单一点，前期要是可以开出一张符合自己职业的神圣附魔卡，基本上就意味着可以在游戏里横着走。至于另外一个宝箱，则是更加的让人神往。运气好的，不但能从宝箱里开出大量的金币，还能拿到效果恐怖的金币增益卡。这些金币增益卡拥有着最低 0.1 倍到最高3倍的金币增益能力。对于拥有着领地的玩家来说，一旦开出了3倍金币增益卡，就意味着接近天文数字的财富。试想一下，如果秦风在这个箱子里开出了3倍金币增益卡，然后留到了他领地发展起来了的时候再使用，那会是一笔多么恐怖的收益。想到这里，秦风直接就将这4个箱子给打开了。刷刷刷刷，一连4道炽烈的金光从箱子之中爆发而出，一道道系统提示音也在秦风的耳边响了起来。叮咚，你获得传说级神圣附魔卡，法术增幅。叮咚，你获得史诗级神圣附魔卡，高级暗元素免疫。叮咚，你获得了黄金阶神圣附魔卡，刺杀之道。叮咚，你获得了2亿金币。叮咚，你获得了1倍金币增益卡，消耗品。看到自己收获到这些附魔卡，秦风觉着自己的运气还算不错。要知道，他这一次可是没有动用幸运女神的胸针的，能开出这么多的好东西，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了。想到这里，秦风便把那3张用不着的附魔卡塞到了自己的背包之中，准备留到以后去卖钱。而后，秦风便打开了1倍金币增益卡的信息面板，查看了起来。此时，秦风虽然知道了金币增益卡的倍数，却是不知道这张卡可以持续多久。1倍金币增益卡，消耗品，类型特殊道具，效果使用后获得1倍金币收益增益，持续3天。介绍：如果你很贫穷，请放过它。看到了这张金币增益卡的持续时间之后，秦风觉得血赚。这张卡的增益倍数虽然不高，但是它持续时间长啊，足足有3天之多。如果秦风在开启国战并攻下一个国家的首都之时，开启了这张金币增益卡，那他就能一夜暴富。想到这里，秦风便愈发向往起了开战的那一天。向往了2秒之后，秦风便将这次的收获全部存到了背包之中，而后他便朝着这个山洞的深处走去了。这个山洞极其的深，此时的秦风还未走过其中的一半。按照龙类生物的习性，他们习惯于把自己搜集来的宝贝全部藏在洞穴的深处。踩着火焰龙息平日里留下来的脚印，秦风一步步深入。短短几分钟过后，秦风便看到了个不断闪烁着金色光芒的洞口。看着那不断从洞口里溢出的金色光芒，秦风心头顿时便有了结论。他知道自己这时找着龙息的宝藏了。一想到此，秦风径直走了过去，矮下身子钻了进去。这洞出极狭，才通人，复行数步便豁然开朗，别有洞天。走到宽敞处之后，秦风抬起了头，打量起了这个储藏洞。一看之下，秦风瞬间就愣在了原地。此时出现在秦风面前的是一座用金币堆出来的大山。这座大山足足有10多米之高，长宽也有将近30多米。在这座金山的旁边，还矗立着一座用宝石堆积成的小山，各色各样的宝石不灵不灵的闪着七彩光芒，要得人眼花缭乱。看到一幕，秦风大手一挥，直接将这些宝贝全部收到了自己的宝贝之中。收完这些宝贝之后，叮叮当当的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响起。叮咚，你获得了17亿金币。叮咚，
你获得了稀有宝石粉钻 X11。叮咚，你获得了玻璃珠子 X12。叮咚，你获得了纯化过的金化骨髓 X13。叮咚，你获得了无名宝石 X12134。叮咚，你获得了神秘石头未知。听着这一道道的提示音，秦风笑得合不拢嘴。这一波的收入，加上他之前得到的那些宝贝，直接就让他重新变得有钱了起来。如果能够把这些宝石出手卖掉，他所拥有的钱就能再度冲上30亿，并且逼近40亿的大关。想到这一点，秦风便看向了自己收获到的东西。他记得里面有一个检测不出来信息的宝石，神秘石头未知，等级效果状态未鉴定。介绍：这是一个来历不明的石头，里面似乎有着一股强大的力量。看完了这颗石头的信息之后，秦风不经意就蹙起了眉头。在神域之中，凡是遇到了这种需要鉴定才能弄清楚作用的东西，那便意味着这东西是一件绝对的极品。想到这里，秦风便打好了主意，改天有时间了就去枫叶帝国的王都或者枫叶城里找个鉴定机构，弄明白这玩意儿的作用。看完这个神秘石头之后，秦风便将目光看向了此次其他的收获。环视了一圈自己的收获之后，秦风发现自己这次拿到的基本上都是些徒有其表的东西，除了外表好看，能卖出去骗骗那些女性 NPC 之外，并没有其他别的作用。想到这里，秦风不由得叹了一口气。那头龙蜥属实是有点不争气了，好好的寻宝天赋，居然被他浪费在了搜集这些毫无任何卵用的宝石之上，属实死得不冤。在心中对了两句龙蜥不是东西之后，秦风便把目光放到了洞穴之内的墙壁之上。这些墙壁之上正镶嵌着一颗颗的黑色宝石。看到这里，秦风脸色这才好了起来。没错，这些宝石正是他这次前往这座龙蜥洞穴的真实目的。拿出斩龙之刃，挑下一颗宝石之后，系统的提示音如约而至的响起在了秦风的耳朵边上。叮咚，你发现了5级宝石矿脉，是否立刻占领此处？听到这声系统提示音，秦风毫不犹豫的便点击了确定。5级宝石矿脉虽然不是什么大的资源矿脉，比不上那些9级矿脉，但蚊子腿再小也是肉啊！只要能够占领并开发这个矿脉，就能够给秦风带去源源不断的金币收入。完成占领之后，系统的提示音又在秦风的耳朵边上响了起来。叮咚，恭喜你占领了5级宝石矿脉，已经为你开启了3级领地面板领地矿产。当前宝石矿脉信息可以在领地矿产面板之中进行查看。听到这里，秦风直接调出了领地面板，查看起了自己新获得的这座矿脉。领地矿产，当前占据矿脉：1、5级宝石矿脉，宝石储量 1054W， 预估价值27亿金币。当前每日采矿收益最大上限 10W 宝石每天。当前建议采矿单位数量100个小精灵。看到这个5级宝石矿的预估价值和宝石的预估价值，秦风觉得还不错。在神域之中，5级的宝石矿脉的产出上限是2000万，下限是500万，这个矿脉算是中等水平。想到这里，秦风立刻打开了领地面板之中操控小精灵的界面，从自己的领地之中调来了100个正在绕着木头转圈圈的小精灵。20几分钟过后，秦风的小精灵便出现在了这座矿脉之中。小精灵出现之后，系统的提示音也响了起来。叮咚，检测到100个生产单位，是否立刻开始采矿？秦风点击了确定，确定按钮刚刚一被按下去，秦风的小精灵们便非常敬业的开始了挖掘。叮咚，你小精灵采集到了 LV1 能量石黑铁级。叮咚，你小精灵采集到了 LV1 能量石黑铁级。叮咚，你小精灵采集到了 LV1 能量石黑铁级。一道道的提示音在秦风的耳朵边上响起。秦风只觉得这系统的提示音像天上的仙乐那般悦耳。在秦风的记忆之中，这样的矿脉在他的领地之中还有很多，只要能把这些矿脉全部拿到自己的手中，他每天都能欣赏这美妙的声音。想到这里，秦风便离开了这处矿洞，朝着第2处矿洞而去。10几分钟过后，秦风便到达了第2个矿洞所在的区域。吸取上一次的经验，这一次在动身之际，秦风便操控着小精灵往他所在的位置赶。到达了第2个矿洞之后，估摸着小精灵也快要赶到了，秦风直接提着斩龙之刃冲进了矿洞之中。在自身强大的属性之下，秦风根本就不担心有任何的生物能伤害到了他。很快，秦风就冲到了这个洞穴的最底层。走到这洞穴的最底层之后，秦风明显发现了异常。低头一看，这洞穴深处的土地之中居然不断有黑气涌出。看着这些黑气，秦风本能的就皱起了眉头。他想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这些黑气是地窟世界入侵表世界的征兆，如果在地窟通道彻底打开之前便有浓厚的黑气涌出，那便意味着酝酿着的这个地窟通道不是一般的通道，而是拥有强大异化能力的超级通道。一旦这种通道打开，就能够大规模的改造周边的生物，污染的时间要是长了，还能够改变环境，将此地变成地窟那种荒凉之地。想到这里，秦风的脸色顿时就变得无比的难看了起来。地窟这群杂碎在别的地方闹事他管不着，最多的就是实在找不到经验值了，跑到地窟里去刷一波。总的来说，也算得上是井水不犯河水。但此时的情况却是不同了，这群地窟杂碎居然如此不开眼的把通道建立在了他的领地附近，这不是在挑战他秦老爷的权威吗？这事儿忍得了，这事儿自然忍不了。一旦让这个地窟通道冒出来了，周遭的环境瞬间就得被这狗东西给异化了。弄死了些花花草草倒是小事儿，最重要的是这玩意儿它可以污染矿脉啊。在秦风的心里，矿脉就是第3重要的东西，谁要是敢动秦风的矿脉，他就敢追杀他到天涯海角，彻底在物理上回馈对方。想到这里，秦风便抬起头看向了洞穴的尽头。此时洞穴里的东西似乎是察觉到了秦风的眼神，居然好死不死的瞪了回来。只见得在这黑漆漆的洞穴深处，一个个赤红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怒意十足的看着秦风。
看到这里，秦风朝着其中一个目标丢了一个探查术过去。下一刻，一个地窟魔物的属性面板便出现在了秦风的眼前。异化的地窟将领，史诗级，等级85级，等阶史诗阶，血量8564W，攻击力1120W，防御力845W，技能异化防御、吞噬、污染、嗜血狂暴、高阶杀戮技巧、高级力量加成、高级战斗意识、异化感染。介绍：来自地窟的异化将领拥有着极其强大的实力，如果遇见，请玩家尽快远离。看完了这个异化将领的面板之后，秦风丝毫提不起半点的兴趣。一个权柄和规则都没有触摸到的85级小怪，根本连他1/5的实力都逼不出来，着实没有太大的挑战性。在秦风查看这些异化将领的时候，这些异化将领似乎也在观察着秦风。他们从秦风的身上感知到了一股极度危险的气息和极度厌恶的感觉，想着自己还有大事没有做。这些异化将领并不想在这个时候和秦风这样危险的敌人起冲突，他们强自压制了自己的本能之中嗜血的冲动，和秦风保持着距离，警惕地看着秦风。然而他们害怕秦风，秦风却是不怕他们。之间，秦风梅开二度发动了幻影替身，10几秒钟过后，场中就出现了10多个秦风。刷刷刷刷，一道道泛着猩红血光的血梅花印记穿过了漆黑的空间，印刻在了这些怪物的身上。下一刻，场中的10多个秦风同时发动了攻击，一瞬间便冲到了怪物堆之中。轰轰轰轰，一道道赤红的血气从一个个秦风的身上爆出。只是一个瞬间，这些个秦风便同时开启了猩红之力，获得了500%的攻击力替身以及真实伤害能力。下一刻，漆黑的洞穴之中闪烁起了一阵阵耀眼的刀光。此时的秦风虽然没有开启暴血，没有拿到大量的基础属性增幅，但是在他那一身装备和10倍攻速的加成之下，秦风的攻击速度也达到了极其恐怖的每秒3000多刀。嘘嘘嘘嘘 12110W，12110W，12110W。在秦风这恐怖到了极点的攻击能力之下，一个个地窟魔将瞬息之间便倒在了地上，死的不能再死了。与此同时，秦风的耳边也响起了一道道系统提示音：叮咚，你击杀了85级史诗阶地窟异化将领，你获得3亿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85级史诗阶地窟异化将领，你获得3亿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85级史诗阶地窟异化将领，你获得3亿经验值。叮咚，斩龙之刃灵体强度加1。叮咚，你的灵体强度加1。叮咚，你因为天赋无限成长和技能鲜血魔解的效果，你的生命值加5。一连10几道提示音过后，秦风拿到了将近50个亿的经验值，让他44级出头的等级经验条往上提了一点点。秦风百无聊赖地甩了甩斩龙之刃上漆黑的血迹，朝着洞穴内部的其他小怪杀去了。和之前面对的那些个异化的地窟魔将相比，这些小怪的等级更低，战力更弱。不过他们就长相的恶心程度而论，这些小怪却是超出了之前那些异化将领数倍。这些狗杂碎身体结构和人类差不了太多，但和人类不同的是，这些东西并不是直立行走的，它们用爬的。在这些魔物的手脚之上生长着一个个结实的吸盘，在这些吸盘的帮助之下，他们可以非常轻松地攀附在洞穴的墙壁之上，用各种奇奇怪怪的姿势爬向秦风。在这魔物的脸上长着的是一个个复眼，每一个复眼之中都不断有红黑色的光芒溢散而出。除了这些之外，最为恶心人的还是这些魔物身上不断涌出的污浊粘液。这些粘液呈灰绿色，滴落之际还有浓郁的臭味飘出。看到这里，秦风属实有点受不了了。他调动其5阶称号嗜血修罗的效果，恐惧住了洞穴之内所有的魔物。而后，秦风借助之前那些异化将领留下的血液，发动了猩红之刃。刹那间，秦风本尊外加分身，瞬间便凝聚出了上千把猩红之刃。完成凝聚之后，秦风一个斩龙闪变退出了洞穴，退回到安全位置，不用担心被那些粘液沾染上。之后，秦风心念一动，操控起了这些利刃，开始了收割。嘘嘘嘘嘘 1950W 没打标记 1950W 1950W。伴随着一道道赤红伤害数值条的飘出，一连串利刃突破肉身的声音在秦风的耳边响起。与此同时，系统的提示音也在秦风的耳边炸了开来：叮咚，你击杀了异化魔物的行者，你获得156W 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异化魔物的行者，你获得156W 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异化魔物的行者，你获得156W 经验值。叮咚，斩龙之刃灵体强度加1。叮咚，你的灵体强度加1。叮咚，你因为天赋无限成长和技能鲜血魔解的效果，你的生命值加5。一边杀一边发动幻影分身，凝聚猩红之刃。在猩红之刃强大的杀伤力之下，这些地行者根本出不了封锁半步，连秦风的人都没有看到，便被拥有着真实伤害的猩红之刃给搅碎成了一地的碎肉。连续绞杀了整整3分钟之后，洞穴里的那些个地行者终于被秦风杀光了。弄死了这些地行者之后，秦风便走到了洞穴之中，开始收捡自己的战利品。叮咚，你获得异化的晶石碎片 X16451。叮咚，你获得了传说阶异化战甲套装 X13套。叮咚，你获得了金币123W。听着耳边的提示音，秦风查看起了自己的收获。看完之后，秦风觉得还不错。首先是异化晶石碎片，对于绝大部分的神域玩家而言，异化晶石碎片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每使用掉一个异化晶石碎片，玩家们都可以拿到1000点的功勋值。这一次，秦风一共拿到了1万多颗异化晶石碎片，也就等于1000多万的功勋值。虽然这些东西秦风自己用不上，但是却可以在日后卖给那些刚好欠缺功勋的土豪，好好捞上一笔。除此之外，比较有价值的便是那10多套传说阶的套装异化战甲了。
异化战甲是一套5世纪的套装，属性在5世纪传说阶装备之中并不算是很出众。但是不要忘了，秦风之前可是拿到了一个堪称神器的特殊道具装备回收分解装置。有了这个道具，秦风就可以将这10几套传说阶的战甲还原成原材料。如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从这些装备之中分解出一些类似于那12尔金属的特殊材料。最后的话，就是那100多万金币了。虽然这100多万的金币对于此时的秦风来说等于是杯水车薪，但蚊子再小也是肉，秦风不嫌弃。整理好了自己的战利品之后，秦风便将目光放回到了这山洞中。此时他更为关心的是，这些地窟生物为何会出现在他的领地之中。提着斩龙之刃，秦风朝着矿洞的深处便走去了。片刻功夫过后，秦风便走到了一座尸山旁边。定睛一看，秦风发现这些尸体全部都穿着帝国的制式战甲，看样子全部都是帝国的士兵。这些士兵的铠甲保存得非常的完好，但是铠甲里的血肉却是消失了个一干二净，只剩下了一具具残败的骨架子。数了数这些尸体的数目，秦风的眉头蹙得越来越紧。堆积在这里的尸体至少都超过了5000，而且每个尸体的身上都存在着地窟魔法的气息。看到这里之后，秦风顿时就嗅到了一股子阴谋的味道。想到这里，秦风便加快了脚下的步子，朝着矿洞的深处便走了过去。几分钟之后，秦风便走到了洞穴的尽头。到了这此处之后，秦风便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肉块。这个肉块被此前的那些个地窟魔物摆放在了洞穴的中央位置。此时，这黑色肉块正在有节律的收缩膨胀着。随着这巨大肉块的抽动，一道道七彩的能量顺着那些连接着肉块的管子，一点点的被抽吸到了肉块之中。看到这里，秦风顿时就愣在了原地。潜意识之中，秦风曾见过这玩意儿无数回。这玩意其实是一种孵化器，而且级别还比较高，最高可以孵化出神阶的生物。看着眼前这孵化器模样，秦风也想起了正在孵化的东西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那东西叫科摩拉多巨龙，虽然名字里带了个龙字，但实际上这东西跟龙族没有半点的关系。这是一个极其强大的战争兵种，拥有超级强悍的战斗能力以及环境污染能力。凡是所过之处，均会被这战争武器改造成地窟生物最为适应的环境，能够极大的增强地窟魔物的战斗力。不过这还不是这个武器最为恐怖的地方。这战争巨兽最强的能力在于，它可以释放一种名为黑死病毒的毒素，不仅能感染动植物，还能够感染水源，极其的烦人。想到这里，秦风不禁就为自己感到幸运。要不是这一次他来的比较及时，提前发现了这个孵化器，那要不了多久之后，他的领地就会遭受到灭顶之灾。不仅他生产出来，而那些个小精灵会死绝，就连他那些建筑能不能保住都会是巨大的问题。想到这里，秦风直接发动了幻影替身，拉出了10多个分身。而后，秦风开始走流程，将一个个猩红标记印刻在这个孵化器之上。血红的血梅花印记刚一落到孵化器的表面之上，秦风连同他的那些个分身便动了，他们在同一时间开启了猩红之力。下一刻，10多个秦风同时挥刀，爆炸的伤害瞬间就将面前的孵化器砍成了一地的碎片。12120W 12120W 12120W， 伴随着恐怖的伤害数值条飘出，一道道系统提示音响起在了秦风的耳边。叮咚，你摧毁了神级孵化器，你获得了1亿的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神阶魔物科莫拉多巨龙，未成熟，获得5亿经验值。叮咚，斩龙之刃灵体强度加1。叮咚，你的灵体强度加1。叮咚，你因为天赋无限成长和技能鲜血魔体的效果，你的生命值加5。叮咚，你摧毁了地窟领主塔格拉玛安置的孵化器，地窟领主塔格拉玛对你的好感值下降到-100点，当前关系不死不休。叮咚，你摧毁了地窟领主塔格拉玛在此地留下的神级孵化器，触发唯一隐藏任务塔格拉玛的阴谋，是否接取？听到这一声系统提示音，秦风的脸上顿时就露出了一抹淡淡的微笑。斩龙之刃强化到+13之后，只有通过不断击杀神灵级别的强者，堆积强化值才能够完成下一次的强化。在得知了这个信息之后，秦风本来就想着找机会杀2个神阶生物，喂一喂自己的刀。结果还没有等秦风弄完手里的事儿，出门寻找呢。这种拿人头、拿奖励的好事儿，就突然摆在了他的面前，简直不要太巧。更何况这种涉及到神阶生物的唯一隐藏的任务，一般都有着极其丰富的奖励。一念及此，秦风直接就选择了接取。叮咚，你接取了任务神级隐藏任务塔格拉玛的阴谋。听到这声提示音过后，秦风丝毫不急着查看任务的信息，而是低下头收捡起了自己的战利品。叮咚，你获得了孵化器制作图纸神级 X1。叮咚，你获得金币100枚。叮咚，你获得了孵化器碎片 X31。叮咚，你获得神力结晶 X3。听着这几道系统提示音，看着背包之中的孵化器制作图纸神级，秦风直接就愣在原地。他没想到这么贫穷的地窟魔物，居然给他贡献了一个如此珍贵的宝物。在神域世界之中，地窟拥有着一套非常强大的生物改造技术体系。此时，秦风拿到的这份孵化器制作图纸，便是这份技术体系之中一个极其强大的技术。只要秦风可以掌握这份技术，他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制造出坐骑和宠物。这些培养出来的坐骑和宠物，不管是秦风自己留着，还是拿出去卖给 NPC， 又或者是玩家们，都能够给秦风带来巨大的收益。总之，这是一件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无价宝物的战利品。查看完孵化器的信息之后，秦风便将目光转移向了另外一个战利品——神力结晶。等级1级，等阶神阶3段。效果1，完成职业9转之后，可以吸收神力结晶来强化自身，获得5%的全属性增幅。2，
使用神力结晶制作装备之时，可以使装备具有神力增加100%的基础属性，并根据装备的品阶产生额外3条装备特性。3. 使用神力结晶喂养宠物之时，可以使宠物的等级自动提升3级。4. 消耗神力结晶可以驱动古代战争设备。限制无。介绍：绝对的稀世珍宝，能得到它，你的儿祖坟已经冒烟了。看完了神力结晶的介绍之后，秦风瞬间就觉着自己这一波赚大发了。因为即使是在游戏的大后期，想要获取神力结晶这样的宝贝也是极其困难的。那些任务的要求不是让玩家跑到地窟里去挑战10大魔君，就是让玩家跑到教廷神山隐藏秘境之中去挑战那些退下来的教皇，难度简直拉到了顶点。可现在秦风却是几乎没有费什么大力，便拿到了整整3颗神力结晶。不得不说，这80多点的幸运值不是白点的。查看完了这次的战利品之后，秦风打开了自己的任务面板，查看起了这次接到的隐藏任务：塔格拉玛的阴谋，神阶第1环，等级神级。任务介绍：你在探索领地寻找矿脉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塔格拉玛在此留下的孵化器。在塔格拉玛的计划之中，这个孵化器将成为他的先行部队，把恐怖的黑死病传播到整个大陆。然而，您发现并毁掉了他的孵化器。为了不让你破坏他的计划，他加快了孵化的速度。请你在1天之内击杀10个孵化器，击杀10个科莫拉多巨龙，并拿到黑死病的病原体。任务目标：1. 孵化器0时，2. 科莫拉多巨龙0时，3. 黑死病病原体01。任务奖励：1. 5亿经验值，2. 随机材料宝箱神级 X1， 3. 获得此任务第2环的开启资格。任务限制：1. 24小时内完成所有任务目标，当前剩余23小时54分。失败惩罚无。介绍：不要查看下去，因为塔格拉玛在尽头等着你。看完这个任务的介绍之后，秦风顿时就兴奋了。当然，让他兴奋的并不是那少得有些可怜的经验值以及那个神级材料宝箱。对于秦风而言，这些东西都是次要的。他最在乎的是这个任务有后面的几环，能够让他有机会接触到神阶的敌人。要知道，此时整个游戏还处于前期，大部分的神阶生物都处于沉睡状态之中，要找一个醒着的还是比较困难的。想着斩龙之刃即将能多出1点或几点的强化值，秦风整个人都开心了起来。想到这里，秦风便做出了决定，一会儿一边开辟矿洞，一边把这个任务的第1环给完成了。相比于一般的地方，矿洞的能源无疑是巨大的，尤其是一些能源矿脉。而想要成功完成孵化，制造出科莫拉多巨龙，就需要给孵化器灌注大量的能量。因此，秦风非常肯定，在那些大型的矿洞之中，一定会有孵化器的存在。想到这里，秦风便控制着道场的小精灵进入到了这个矿洞之中。带着小精灵走了几步之后，一道系统的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响了起来：叮咚，你已发现了9级宝石矿脉，是否立刻占领并进行采集？话音落下，秦风直接就点击了确定。论起矿脉之中的宝石储量，9级矿脉和5级矿脉之间就是云泥之别。即使用9级矿脉的最低储量和5级矿脉的最高储量相比，9级矿脉也是5级矿脉的5倍。也就是说，9级矿脉最低能拥有的储量是1个亿。有些丰富的9级矿脉甚至能够拥有50亿以上的宝石储量。若是这一次秦风能够拿到一个50亿储量的矿脉，他就彻底赚大发了。就这么一个矿，便足够他吃到游戏后期。想到这里之时，秦风已经完成了对矿脉的占领，他的脑海之中也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叮咚，恭喜玩家天意成功占领全服第1个9级矿脉，请点开领地面板查看详细情况。世界公告：检测到华夏大区玩家天意已经占领了第1个9级矿脉，特奖励矿脉增益 buff， 开采速度提升 50%， 希望全球玩家努力拼搏，争取早日占领到属于自己的矿脉。世界公告：由于玩家天意已经占领了一座9级矿脉，矿脉争夺战开启，从即日起，全球各服务器玩家均可以参加。矿脉争夺战将于45天之后开启，开启之日，本系统将自动公告所有9级以下矿脉的坐标，希望各位玩家能够积极准备，积极参与。听着这道炸响在耳边的提示音，全球神域玩家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一脸呆愣地看向了世界频道。对于这些神域玩家们来说，今天着实太不简单了。短短几个小时之内，系统就接连播报了4次世界通告，且无一例外的，这些世界公告全部都指向了同一个人——天意。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世界公告的内容一个比一个劲爆，最后播报的这一个更是拉出了一个版本大事件——矿脉争夺战。一时之间，所有的玩家均是震惊无比。9级矿脉，全是9级矿脉！我刚才查了一下资料，9级矿脉最少都有1个亿的宝石储量，也就是说，天意大佬这一次最少都有100多个亿金币的收益。我尼玛，这么吓人的吗？我好酸啊！喂，你们抓错重点了好吗？这次的重点不是矿脉争夺战吗？45天之后公布所有9级以下的矿脉，这他妈的也太离谱了吧！天意大佬，收收你的神通吧，不要再搞事儿了。是啊，天意大佬，我现在还没有走出新手村，我才9级，我上哪儿拿资格去参加那劳什子矿脉争夺战啊？别说你才9级了，我他妈现在19级了，也不敢去参加啊！以一己之力强行拉快游戏进度，天意大佬还是人吗？散了吧，这等大事件已经和我们这样的屁民没有干系了，赶快接任务升级，到主城刷副本才是正事儿。矿脉争夺战，我们是没有机会了，也不知道那些个工会有没有实力和天意大佬掰掰腕子。得了吧，就那些垃圾工会，他们连天意大佬一根毛都比不上。天意大佬牛逼，破音卖攻略，天意大佬官方认证，
不傻的别来，我怕我骂不过你。世界频道里，普通玩家们肆意发泄着心中的落差感，等级还不够，装备又垃圾的他们，莫等矿脉争夺战开始，便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参赛资格。和这些玩家们不同，全球的神域公会的管理者们却是在这一刻瞬间就紧张了起来。在秦风拿到领地之时，他们本来已经不打算在领地这条赛道和秦风比拼，他们准备开辟新的赛道，在发展公会这条道路上深挖。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还没有等他们完成部署，开始刷公会所需要的资源，秦风又双若浊地把世界公告送到了他们的面前，还开启了矿脉争夺战的倒计时。一时间，这些公会的管理者瞬间就变得犹豫了起来。作为公会的管理者，这些玩家拥有着远远超出一般玩家的游戏理解，他们非常轻易的就从这份世界公告之中品味出了更多的味道。想到参与矿脉争夺战，就必须要在开启之前拿到爵位和领地，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拥有足够的人手去守卫并开采自己占到的矿脉。而想要获取爵位和领地，他们就需要去刷功勋值，这便是参与矿脉争夺战的前置条件。然而，神域游戏里的功勋值却不是那么好刷的，其难度比困住了无数玩家的经验值还要高得多得多。想要在短短45天之内获取到足够的功勋值，并完成爵位的获取，对于这些公会玩家而言，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困难归困难，一想到矿脉争夺战之中所蕴含着的巨大利益，这些公会玩家心中的贪念却是不可遏制的，便浮了上来。经过一番考量之后，这些玩家终究没有战胜自己的心中的贪婪念头，他们调转了航向，将近乎所有的资源和人手全部投入到了矿脉争夺战的筹备之中。再说回秦风，听到最后那一道世界公告之时，秦风也是愣了一愣。不过片刻之后，他便缓了过来，想起了前世的矿脉争夺战，好像也是这般开启的。看着世界公告之中的倒计时，秦风眼角处逐渐浮出了一抹淡淡的笑意。他的脑海之中虽然装着大量的矿脉位置，但他毕竟不是神仙，也不是程序，并没有记住所有的矿脉。但有了矿脉争夺战倒计时之后，这一情况便得到了大大的改善。只要等45天的倒计时一终止，所有的9级及9级之下的矿脉位置信息就会被公布出来，不会遗漏下任何一个矿点。而拿到这些矿点的坐标之后，秦风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开启疯狂抢夺。是的，正是抢夺。别说45天之后了，单单就是秦风当下的实力，便足以横扫整个大陆，灭杀掉所有挡在他面前的敌人。这说的不只是玩家，还有神域世界之中的那些 NPC。由于版本的原因，系统对于高阶神灵限制还未被完全解除。此阶段内，那些能够威胁到秦风的超级神灵和地窟魔神还处于无法自控的沉眠状态之中。换句话说，在当前版本之中，秦风就是无敌的。不过无敌归无敌，想要拿下所有的矿脉，吃掉所有的好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秦风毕竟只是一个人，也不会乾坤大挪移，做不到同时镇压那么多的矿脉。即便他可以利用幻影替身制造出分身，但这些分身的持续时间也只有短短几十秒，根本不足以帮助他完成对整个神域世界的收割。更为可惜的是，秦风的领地才初步具有雏形，即便给他45天的机会去发展，他也未必能生产出一支能够同时镇压住整个神域世界的军队。要知道，镇压和征服是两回事儿，两者所需要的军队数量根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之上。想到这里，秦风顿时就发起了愁。看得见，摸得着，还有能力吃得到，关键就他妈没时间去吃。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加折磨人的事儿吗？秦风疯狂地薅着自己的头发，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之后，他终于想到了解决的方案。想到这个办法的那一刻，秦风的眸子里顿时就浮现出了一抹亮光。与此同时，他的嘴角上也渐渐勾勒起了一抹无比残暴的微笑。潜意识里，矿脉争夺战爆发之际，系统一共公布了将近1000个矿点。这些个矿点不仅仅只存在于华夏大区所在的神域大陆，而是分布在神域世界各处。这其中9级的矿点有20多个，8级的矿点有80多个。对于这100来个高级矿点，秦风势在必得，无论动用什么样的手段，秦风都会将这些矿点抢过来。除开这些8级和9级的矿点，其他的矿点对于秦风的吸引力就没有那么强大了。不过蚊子再小也是肉，秦风并不准备放弃掉任何一个矿点，他要的是一网打尽。实事求是的说，秦风并没有那么多精力和时间去直接控制这些矿点，想要将这些矿点纳入自己的囊中，秦风就需要借助其他人的手。为此，秦风非常自然的就把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安排在了神域玩家们的身上。这事儿呢，非常简单，只用走2步。第一步，撺掇一部分高端玩家参与到矿脉争夺战之中来，并尽可能的限制参与人数，让大部分的矿点都集中在少部分玩家的手中。第二步，等到大部分的矿脉被玩家收拢到了一起，秦风直接出手，将这些矿脉取回自己的手中。想到这里之后，秦风便执行起了他的计划。打开神域的游戏论坛，秦风直接就编辑了一份快速升级攻略，以及一份爵位领地快速获取攻略。前者是为了让工具人们快速升级，尽快的提升实力，能够在矿点争夺战之中打赢那些镇守矿点的野生 BOSS。后者则是为了让工具人们可以尽快拿到爵位和领地，拥有替秦风打黑工的资格。和上次发攻略的时候不同，秦风直接将这2份攻略的购买价格设置到了5000万金币，并在爵位领地快速获取攻略之中多设置了一个没有任何约束力的附加条件。赚钱呢还是次要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想把那些没有实力的玩家筛选出去，尽可能的让那些现实的矿点集中在少部分人的手中。这样的话，秦风到时去摘果子的时候就能少走一大截的路。做完这一切之后，秦风便点击了发送，将这2份攻略发到了国内外的论坛之上。得益于秦风神域第一人的名头，这2份攻略很快便在国内外的游戏论坛之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我靠！天意大佬居然又发攻略了，而且一发还是2个！天意大佬这是原谅我们了啊！好开心！天意大佬万岁！天意大佬牛逼！我靠！这2份攻略怎么卖的这么贵啊？居然要5000万金币！什么？你是不是看错了啊？上次不还是1个金币吗？全是真的！这2份攻略还真特么的要5000万金币！这天意怕不是穷疯了吧？楼上的，你小心一点！你还记得那些主城玩家的下场不？给你一次机会，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的语言。天意大佬，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请当我是个屁，把我崩了吧！众筹，众筹！我们组队买升级攻略，现在已经有1个人了，还差49999个人，穷逼别来！众筹！当前1人还差499999人，每人只用出100金币就能享受到天意大佬的升级攻略，千万不要错过！土豪滚开！得益于秦风之前立下的威信，这一次2份攻略的售价虽然高得离谱，但论坛之中却少有人敢质疑秦风，更别提辱骂了。些许个脑子不好使的，在口出狂言之后，都会被玩家们友情提醒。幡然醒悟过后的他们，瞬间就明白了自己发言的危险程度，3下5除2的便改了说辞，在世界频道之中开始求饶。霎时间，整个世界频道便被众筹声、夸赞声、道歉声给填满了。不多时，秦风的耳边便响起了一道道系统提示音：叮咚，大黑耗子通过众筹购买了你的快速升级攻略，5000万金币已到账，已发放到您的背包之中。叮咚，愚蠢的土拨鼠通过众筹购买了你的快速升级攻略，5000万金币已到账，已发放到您的背包之中。叮咚，爱吃水饺的嫂子哥通过众筹购买了你的快速升级攻略，5000万金币已到账，已发放到您的背包之中。听着这一道道的系统提示音，秦风并没有太多的意外。早在他发布攻略之时，他就已经想到了会有玩家通过众筹的方式来购买他的攻略。不过，这些需要通过众筹才能拿到足够的金钱购买攻略的玩家，并不会对他的计划造成太大的影响。真正能参与到他的计划之中，是哪些能独立拿出5000万金币的氪佬？只有他们才能够真正利用上攻略之中的内容，利用自身的超能力，快速的完成升级。是的，秦风在写这篇快速升级攻略之时，用了一点小心思。他录入其中的绝大部分快速升级的方法，都是需要氪金的。一般的玩家即使拿到了攻略，也不能完全利用到攻略之中的内容。想到这里之时，世界频道之中顿时就有玩家哀嚎了起来。我靠，这特么快速升级攻略，怎么要花这么多的钱啊？是啊是啊，我还以为众筹之后就能快速升级呢，没想到这攻略里提到的方法，每一个都特么需要钱。我算过了，要是按照攻略里的方法升到60级，起码要花掉30亿软妹币。我特么哭了呀！我要是有这么多的钱，我特么还打什么游戏？我出去找小姐姐玩密室逃脱不好吗？怪不得天意大佬要设置这么高的售卖价格，原来他这是不想我们被坑啊！低情商、奸商，退钱！天意大佬，你的攻略我看了，但是我没有钱，能发点我们普通玩家可以用的攻略吗？低情商，够鸡巴攻略，屁用没有，退钱！看着在世界频道里疯狂哀嚎的玩家们，秦风笑而不语，慢慢将注意力收回到了系统通知之上。有了这些普通玩家的反馈之后，那些顶级高玩、超级氪佬估计也快要动心了。毕竟他们别的东西没有，比如道德，比如人品，又比如人性，但是他们有钱啊！既然用一点点的金钱就能换来天意同款的升级速度，他们又如何能忍得住呢？看着世界频道里热情洋溢、一片和气的氛围，全世界顶级神域玩家的注意力瞬间就被秦风发出的2条攻略给吸引了过去。从游戏开服到现在，秦风拿到了太多的全服第一、世界第一，是整个神域游戏当之无愧的第一人。此前，秦风也发过2次攻略，其中正好就有一篇攻略是关于升级内容的。得到了那份攻略之后，绝大部分神域玩家的升级速度都获得到了巨幅的提升，使得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便从新手村之中到达了主城。然而达到主城之后，这份升级攻略却是没有了作用，不再能替他们铺平眼前的升级道路。而后又因为牛云等人搞出来的那档子事儿，在屠杀了华夏大区100多个主城玩家之后，秦风便再没有发布过任何的游戏攻略。本来弄清楚那件事儿前因后果之后，这些玩家便没有期待过秦风能够大发慈悲，再做一篇攻略出来，让他们快速升级。然而就在他们被升级经验折磨得欲仙欲死之际，秦风居然脑子抽了，又给他们这些人发福利。看着世界频道里一众穷鬼们的哀嚎，超级氪佬们开心的不要不要的。对于他们来说，氪金升级就是最好的升级方式，没有之一。一念及此，这些玩家便毫不犹豫地购买了秦风的升级攻略。点看查看之后，这些人瞬间就呆愣在了原地。这份升级攻略实在太强大了，只要一直花钱，他们就能在很短的时间里突破到60级，并完成职业6转。这天意简直杀笔啊！为了一点点的钱，居然把自己升级的秘密全部都给贡献了出来。哈哈，有了这份攻略之后，神域将不再是天意一个人的独角秀，我也能站在世界的巅峰之上。这5000万花的简直太值了！一个个的顶级氪佬兴奋地喊叫着，而后他们便将自己的目光看向了另外一份攻略。和对所有人都有着吸引力的快速升级攻略不同，绝味领地快速获取攻略简直就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一般。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有足够的钱，利用好之前那份快速升级攻略，提升自己的实力。而有了实力之后，他们才能够按照第2份攻略之中的内容，快速获取到足够的功勋值，拿到属于自己的爵位和领地。想到这里，这些玩家顿时便点击了购买。然而和之前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并没有听到那声清脆的购买成功的提醒，而是看到了一个跳出来的对话界面。
在这个对话界面之中，发起对话的人自然就是他们自己，而在对话界面那一头的却是秦风本人。看着对面那个像是闪烁着金光一样的 ID， 绝大部分克老都不由自主地打起了哆嗦。即便此刻的他们离秦风10万8千里，但是他们的心中却是不断闪烁着秦风疯狂屠杀那些主城玩家的画面。就在这些玩家们颤抖不已之时，一条消息出现在了他们面前的对话框之中：购买了这份攻略，若是你按照我的方法拿到了爵位和领地，你就需要将你5成的收益交给我。选择了购买，即视作协议成立；若是反悔，后果自行承担。看着这条极其霸道、无比蛮横的要求，克老们顿时就怒不可遏。但一番思量之后，他们却是屈服了下来，没敢在这对话框之中冲着秦风发火。毕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想要从秦风的手中拿好处，他们自然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不过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一刻的低头却是暂时的。此时的他们只是压制住了心底的怒火，迟早有一天，他们会把这份怒火原封不动地还给秦风。目光短浅的小贼，你以为就凭你轻飘飘的一句话，我就能听你的？等我成长起来了，你以为我还会把你当回事儿？这天意简直就是个蠢材啊！看样子就知道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先答应他，以后做不做，可就是以后的事情了。我靠，这天意居然比我还要贪婪，知道自己一个人吃不下所有的矿点，就想让人替他打工，这也太天真了吧！嚣张，真特么的嚣张！不过还是可以先答应他的要求，至于到时候给不给，可就由不得他说了算了。想到这里，每一个对秦风的要求充满怨气的超级克老们都毫不犹豫地回复了一个行 ，OK yes。而后他们便签署了购买协议之中内置的那一份文件，上供了5000万金币，从秦风手中买下了这一道催命的符咒。看到发送到自己账号中的攻略，牛云瞬间就笑出了声。此时的他已经在倭国大区建立起了自己的新账号，并成功走出了新手村，进入到尔主城之中。天意啊天意，你这个人未免也太过于骄傲了吧！连发2份攻略就不怕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哈哈哈，还想着从我这里拿好处？我他妈要是能遵守约定，我他妈还是牛云吗？笑死了老子了！哈哈，煞笔天意，你就等着吧。等到矿脉争夺战结束的那一天，全世界购买了这份攻略的人都会撕毁协议，而到了那时候，你就将成为众矢之的。只要你敢向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发起报复，我们就会群起而攻，将你彻底撕碎。看着手中的攻略，牛云兴奋地狂叫着。然而他并不知道的是，秦风所要的正是他们团结起来反抗自己。毕竟一个一个的去收拾，属实有点费劲。叮咚，莫得感情的杀手购买了你的爵位领地快速获取攻略，5000万金币已到账，已发放到您的背包之中。叮咚，庞贝，加图所购买了你的爵位领地快速获取攻略，5000万金币已到账，已发放到您的背包之中。叮咚，牛家公子购买了你的爵位领地快速获取攻略，5000万金币已到账，已发放到您的背包之中。听着耳边响起的一道道提示音，秦风淡淡一笑，将这些超级克老的名字记在了自己的小本本之上。做完了这一切之后，秦风这才心满意足地将目光放到了领地面板之中，查看起了新获得的矿脉信息。领地矿产，当前占据矿洞1，5级宝石矿脉，宝石储量 1054W， 预估价值27亿金币。当前每日采矿收益最大上限 10W 宝石每天。当前建议采矿单位数量100个小精灵。9级宝石矿脉，宝石储量 1.6亿，预估价值432亿金币。当前每日采矿收益最大上限 50W 宝石每天。当前建议采矿单位数量500个小精灵。看完了新获得矿脉的信息之后，秦风颇为欣慰地点了点头。虽然这个矿洞不是最为顶级的那种矿洞，但也用了 1.6亿的宝石储量，以及高达432亿的预估价值。有了这个9级矿洞和之前的那个5级矿洞之后，秦风已然可以称得上是非常富有了。然而，这些对于秦风要做的事情来说，依旧却是不够的。首先，宝石的开采是需要时间的，每天能够挖出来的宝石都是有数量限制的。其次的话，要把这些宝石全部卖出去，也是需要时间的。在此情况之下，2个宝石矿洞只能够保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秦风每日都有一些收入。但若是想在短时间内暴富，或者说让卖宝石回笼的资金可以追得上秦风花钱的速度，秦风就需要占领更多的矿洞，挖更多的矿，并建立起自己的销售渠道。想到这里一点，秦风便将带来的这些小精灵全部投入到了矿产的开采之中。叮咚，你安排了249个小精灵进入了9级宝石矿脉之中进行开采。听到这些提示音之后，秦风一边将招来更多的小精灵参与开采，一边朝着矿洞之外走去。走出这个矿洞之后，秦风径直朝着离得最近的一个矿洞走去了。几分钟之后，秦风便到达了他的目的地。和之前一样，秦风提着斩龙之刃就冲进了矿洞之中。在矿洞未被人占领之前，所有的守矿怪物基本上都驻扎在矿洞之中。走进矿洞之后不久，秦风就遇到了几只白骨骷髅的阻挡。不过这些骷髅等级最高的才70多级，根本就挡不住秦风，3下5除2的就被秦风给团灭了。解决完了这一波骷髅之后，秦风提着斩龙之刃就朝着洞穴深处走了过去。一路上虽然也遭遇到了星星点点的阻拦，但是在秦风那恐怖的伤害能力之下，这些拦路的小怪却是连滞缓秦风的移动速度都做不到。一路横推之下，秦风很快便到达了这个矿洞的最深处。抵达矿洞深处之时，秦风抬眼就看到了一个受伤极其严重的母老虎。浓郁的地窟魔气从母老虎的腹部缓缓溢出，显然它最近受了伤，而且伤害它的东西多半和地窟魔物有关系。除开受伤的母老虎之外，洞穴之内还有着2只白嫩嫩毛茸茸的小老虎。看到这2个1级的小老虎之时，秦风感觉自己的运气简直好得有点离谱。要知道
在角色到达20级并完成2转之后，就能够开启宠物面板了。只要秦风将这些老虎宝宝抓到手，他就能获得自己的宝宝了。不过，若是宝宝的成长性不是很好的话，秦风还是会选择将这2只老虎崽子给卖掉。毕竟要练一个宝宝，可得花费不少的精力和时间。想到这里，秦风直接召唤出了探查之眼，查看起了这几只老虎的信息。首先查看的是那只受了伤的母老虎，幽冥白虎，史诗级 BOSS， 状态被地窟魔气严重侵蚀，命不久矣。等级85级，等阶史诗阶，血量311726W 505100W， 受了伤。攻击力786W 820W， 防御力144W， 技能高级格斗专精，高级防御，高级恢复，高级敏捷，高级狩猎本能，高级智慧，撕咬，血肉奴役，仆从召唤，战吼，冰寒领域。介绍：拥有超古代血统的强大生物，被他杀死的人将成为他的仆从。此时，在秦风看到母老虎的信息之时，幽冥白虎也看到了秦风。感觉到秦风身上那恐怖至极的气息，幽冥白虎低声咆哮着，并把自己的2只还未睁眼的虎崽子护到了自己的身后。人类强者，你是谁？为什么要闯入我的领地之中？一道声音在秦风脑海之中响起，正是那只母老虎发出的。听着这道声音，秦风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高级智慧果然名不虚传，居然让这等兽类拥有了和人对话的能力。感慨之余，秦风更是想将那2只宝宝收入自己的麾下。于是乎，他开始了忽悠：我是谁不重要，关键是你要死了，再也没有办法看着你的宝宝长大。他们还这么小，眼睛都没有睁开呢，你这一死，他们可就危险了呀！依我看啊，你还不如把这2只宝宝交给我，我可以帮你照顾他们。不过他们要是不争气的话，就当我没说。秦风淡笑着望着幽冥白虎，等待着对方的决定。话音落下，母老虎眼中顿时就亮了起来，一脸期待地看向秦风。不过片刻功夫过后，这一副神情便被浓郁的警惕给取代了。母老虎低声吼叫着，用意识和秦风对话道：说得轻巧，你拿什么保证你不会卖掉我的宝宝？你又怎么保证不会伤害他们？听着这话，秦风淡淡一笑，他清楚母老虎此时已经动摇了，只要再加把劲儿，这事儿就能成。想到这里，秦风直接掏出了斩龙之刃，直接往地上一插，噗的一声，斩龙之刃瞬间就破开了坚硬而结实的地面，深深地插进了岩石之中。轰隆！强大的力量顺着斩龙之刃的刀尖向着地下传递，直接在地面之下开出了一个巨大的空洞。拔出斩龙之刃，秦风抬脚轻轻一踩，将面上那薄薄的一层岩石给踩到了空洞之中。做完这一切之后，秦风这才将目光放回母老虎的身上，淡声道：就你现在这状态，你的身子应该还不如这岩层吧？我的实力你也看到了，我要是想杀你，想抢走你的崽子，根本就用不着跟你废话。我给你半分钟的时间考虑，信我亦或是不信，都随你。看着眼前这气息无比恐怖的人类强者，幽冥白虎眸子之中出现了一抹难以去除的犹豫神色。正如秦风所说的那般，此时的他已经被地窟魔气侵袭得非常严重了，不日就会死亡。而他一旦死亡，他的2个小崽子就会成为孤儿，来不及长大，就会被荒原上的天敌给杀死。想到这里，幽冥白虎无奈地点了点头，答应了秦风的要求。而后他又用意念和秦风交流了起来。陌生的人类强者，能不能给我一个痛快？我不想承受这种痛苦。秦风淡淡点头，瞬间就发动了猩红之力，获得了真实伤害能力以及500%的攻击力提升。而后秦风便利用第3天赋无限火力的效果，疯狂地堆叠着幻影替身。片刻功夫过后，秦风的身边就出现了好几十个分身，下一个好几十个猩红标记便刻印在了幽冥白虎的身体之上。苍啷一声，斩龙之刃划过幽冥白虎的喉咙，将这只史诗级的野生 BOSS 给送回了黑渊。叮咚，你遵照幽冥白虎的愿望，结束了他的痛苦，你获得了幽冥白虎的馈赠，2只虎崽子对你的好感度提升100。叮咚，你击杀了85级史诗阶野生 BOSS 幽冥白虎，你获得31点经验值，你获得5点幸运值奖励。叮咚，你击杀了一个单位，你的生命值提升5点，刀灵灵体强度加1，你的灵体强度加1。听到这2声提示音，秦风淡淡笑了笑，对于自己的收获很是满意。而后他径直走到了幽冥白虎的身边，将幽冥白虎掉落下来的东西全部收捡了起来。叮咚，你获得史诗阶武器锻造材料幽冥白虎的利齿 X2。叮咚，你获得史诗阶装备寒冰之刃。叮咚，你获得20W 金币。看了看自己的收获，发现并没有什么高价值的物件之后，秦风便把这些东西塞进了自己的背包，准备拿回去换成钱。整理好了自己的战利品之后，秦风便将目光投注到了2只老虎崽子的身上。对着2个老虎崽子，秦风丢出了探查之术。幽冥白虎宝宝，史诗阶，等级1级，等阶史诗阶，攻击成长9星，防御成长8星，体质成长9星，宠物评分89.77分。介绍：使用宠物卷轴可获得一定的几率让其变成玩家的宠物。看完2只幽冥白虎宝宝的信息之后，秦风觉得还不错，这2个小东西还算有资格当他的宠物。在神域之中，宝宝的潜力由3系成长所决定。9星的攻击力意味着这个宝宝的天赋很好，只要成长途中没有发生重大的变故，一般都能到达该种族输出能力的天花板。其次的话就是体质了，这2只宝宝的体质都是9星，只要等他们成长起来，他们就能拥有超级高的血量。再者的话就是防御成长了，这2只宝宝的防御成长只有8星，没有达到该种族的极致，但也算是非常不错的了，能够勉强作为前期的过渡宝宝使用。想到这里，秦风忽然之间便记起了自己之前所获得的那个孵化器的制作图纸。如果他能够成功找人研制出孵化器的话，他就可以将这2个宝宝当成复制本体，成批量的生产幽冥白虎宝宝。
而且由于不用将之孵化成完整状态，孵化所需要的资源也会大幅度的减少。只要让秦风孵化出了足够数量的宝宝，他就可以把他用不到的那一部分卖给神域世界之中的那些 NPC， 好好的老上一大笔的钱。想到这里之后，秦风立刻就交过来一只小精灵，让他把这2只宝宝带回了自己的领地，交给了陈洛去照顾。这也算是物尽其用。做完了这一切之后，秦风便带着剩下的那些小精灵开始占领矿洞。片刻功夫之后，完成了矿洞占领之后，秦风便打开了矿洞的面板，查看了起来。7级金矿，金矿储量31亿标准单位，预估价值31亿金币。当前每日开采收益最大上限100W 标准单位天。当前建议配置生产单位数量100。看完了这个矿洞的信息之后，秦风觉得还算不错。每天100万的金币收益虽然很少，但日积月累下来却是一笔非常庞大的财富。想到这里，秦风果断安排了100个小精灵开始开采金矿。做完这一切之后，秦风便转身离开了矿洞，朝着下一个目的地而去了。在接下来的5个多小时里，秦风一路冲杀，都不带半点休息的占领了15座矿洞，其中有一座是9级的宝石矿，其中的宝石储量比起之前的那个宝石矿还要多出一点，达到了2个亿。再者的话，就是拿到了一个9级的金矿。完成了占领之后，这座金矿每天都可以给秦风带去将近2000万的收益。除开这2座9级的大矿，秦风还占领了3座6级的宝石矿，6座8级的银矿，还有4座杂矿。与此同时，秦风在这一次的占领之旅中摧毁了9个孵化器，并且拿到了黑死病的病原体。也就是说，此时的秦风只需要再破坏掉最后一个孵化器，杀死最后一只科摩拉多巨龙，他就可以完成这个隐藏任务的第1环了。想到这里，秦风直接就点开了自己的地图，查找起了可能存在孵化器的矿洞。经过之前那番高强度工作，秦风领地内几乎所有的矿洞都被他的占领完了，没有一个幸免于难的。一念及此，秦风便将自己的目光看向了领地之外。很快，秦风的目光便被地图之上的一处高危区域给吸引了注意力。这个位置离其他的矿脉有点远，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秦风并没有将之纳入此次的占领目标之中。此时一对比，这一处矿脉已经是离那些被发现有孵化器存在的矿脉最近的了。想必最后那个孵化器应该就存在于这个矿脉之中。想到这里，秦风便调转过方向，朝着这个矿脉而去了。10几分钟过后，秦风非常顺利的便抵达了这处矿洞。到达矿洞的那一瞬间，秦风就感觉到了一股无比浓郁的地库魔气正在滋生。与此同时，他的耳畔也响起了系统的机械提示音：叮咚，你受到位置来源的威压影响，你的基础属性受到削减，你高额的异常状态抗性抵消了此次影响，你的属性削减0点。听到这声提示音，秦风眸中一喜，这道提示音证明了他之前的猜想，这最后一个孵化器果然就在这矿脉之中。想到这里，秦风提着斩龙之刃就朝着矿洞之中冲去。在高额的敏捷属性的加持之下，秦风的移动速度极其的迅速。片刻功夫过后，他便已然冲进了这矿脉之中。进入矿脉之后，矿脉里的魔物瞬间就察觉到了秦风的气息，只听得呜呜的响声爆起，一个个浑身冒着黑色魔气的怪物嚎叫着便朝着秦风所站的地方冲杀了过来。这些魔物的长相和人类差不多，但是那虬结的肌肉却彰显着他们远超过一般人类的力量。看到这些个怪物之后，秦风连探查术都不想开启，提着刀便迎了上去。对于一般的玩家来说，这样强大的怪物或许会是极其难缠的对手，可对于秦风而言，这些东西却连小菜都算不上。要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地不被地窟魔气所侵蚀，秦风都不惜的搭理这些怪物。唰的一声，秦风瞬间就发动斩龙闪，冲到了这些怪物的中央。下一刻，磅礴的血气从秦风的身体之中升腾而出，巨大的力量再度加持在了秦风的身上。嘘嘘嘘嘘 ，1950W， 1950W， 1950W。叮咚，你击杀了80级史诗阶地窟魔物行刑者，你获得2亿经验值，你的5点的血量，你获得1点的灵体强度。叮咚，你击杀了80级史诗阶地窟魔物行刑者，你获得2亿经验值，你的5点的血量，你获得1点的灵体强度。叮咚，你击杀了80级史诗阶地窟魔物行刑者，你获得2亿经验值，你的5点的血量，你获得1点的灵体强度。炽烈的刀光闪烁在矿洞之中，一个个怪物顷刻间便被秦风砍倒在了地上，变成了秦风的血量、灵体强度以及经验值。看着眼前倒在地上的行刑者尸体，秦风眸子之中的兴奋之色越来越浓郁。在地窟魔物大军之中，行刑者绝对称得上是王牌兵种。此时，这种程度的地窟兵种都出现在了这个矿洞之中，就意味着他们所守卫的东西绝非一般。想到这里，秦风提着斩龙之刃就朝着洞穴内部冲杀而去。秦风疯狂推进，不停砍杀。一路上虽然有不少的行刑者想要阻拦秦风，但是无一例外的，他都非常不幸的没有抗住秦风的真实伤害能力，被秦风轻描淡写的就弄死了。很快，秦风便到达了整个矿洞的最深之处。抵达此处之后，秦风抬眼便看到了矿脉之中矗立着的那7个无比巨大的孵化器。看到这7个孵化器的那一刹那，秦风的脸色顿时就冷了起来。加上之前的那9个孵化器，塔格拉玛一共在他的领地附近放了16个孵化器。一旦让这些孵化器全部完成孵化，秦风的领地就会迎来灭顶之灾。也没多想，秦风直接就开始了堆叠幻影替身。片刻功夫过后，秦风便召唤出了70多个幻影替身。刷刷刷刷，一道道血色梅花印记顷刻之间便印刻在了眼前的孵化器之上。做完这些准备工作之后，秦风提着斩龙之刃就要给这些孵化器来上致命一击。可就在此时，一道道系统提示音却在秦风的耳边炸响了开来。叮咚，001号孵化器已经完成孵化。警告，科摩拉多巨龙即将现世，该单位乃是神阶的存在，极度危险，请玩家赶快离开此地。叮咚，
002号孵化器已经完成孵化，警告：科莫拉多巨龙即将现世，该单位乃是神阶的存在，极度危险，请玩家赶快离开此地。叮咚，007号孵化器已经完成孵化，警告：科莫拉多巨龙即将现世，该单位乃是神阶的存在，极度危险，请玩家赶快离开此地。听着这一道道系统提示音，秦风并没有选择离开，反而愈发兴奋了起来。要知道，没有完成孵化的科莫拉多巨龙虽然拥有神阶的位格，但却没有神阶的实力。斩杀掉这种层次的怪物，并不会增加斩龙之刃的强化值，但此时却是不同了。场中的这些科莫拉多巨龙已经完成了孵化，具备了完整的神阶力量。只要弄死他们，斩龙之刃的强化值就可以往上提升整整7个点。想到这里，秦风直接开启了猩红国度。下一刻，浓郁的血气瞬间就将整个矿洞给覆盖了进去，将之变成了血色的世界。与此同时，那些个科莫拉多巨龙也成功爬出了孵化器，朝着秦风发出了一声声震耳欲聋的咆哮之声。吼吼吼！咆哮声响起的那一刹那，系统的提示音也在秦风的耳朵边上炸响了起来。叮咚，你受到了权柄血肉污染的影响，你的血肉诞生了自我意识，即将反噬你。叮咚，你受到了权柄血肉污染的影响，你的血肉诞生了自我意识，即将反噬你。叮咚，你受到了权柄血肉污染的影响，你的血肉诞生了自我意识，即将反噬你。一连7道系统提示音过后，秦风发现自己的浑身上下的血肉均以不可遏制的速度迅速生长着。察觉到这一份异样之后，秦风并没有半点慌张。要知道，此时的秦风已经经历了职业4转，成功晋升成为了猩红主宰。而在晋升了猩红主宰之后，他更是获得了一个足以逆天的技能——猩红国度。此时，猩红国度已经开启，在猩红的国度之中，没有秦风的允许，即便是真正的神灵也不能发出声音。一念及此，秦风大手一挥，浩渺如同帝王律令的声音便在整个矿洞空间之中炸响开来。此处禁止血肉污染。话音落下，无数条赤红的锁链顷刻间便从浓郁的化不开的血气之中窜了出来，它们在空气之中拧转盘旋，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给封锁了起来。当，无形的波动瞬间就在矿洞之中炸开，震得所有的科莫拉多巨龙向后方倒去。所有的科莫拉多巨龙都惊愕地抬起头，一脸震撼地看向秦风。他们没有想到，眼前这个年轻的人类居然有如此诡异的能力，能够在举手投足之间就抹除掉他发动的权柄之力。锁闭掉了科莫拉多巨龙的权柄之后，秦风打开了探查之眼，朝着科莫拉多巨龙就丢了一个探查术过去。战争机器科莫拉多巨龙，神阶一段，等级90级，完全体，等阶神阶，血量160亿1601亿，攻击力420W， 防御力99W， 技能神级防御、神级抗性、神级恢复、神级战斗技能散播瘟疫、高级魔化、毁灭咆哮、黑暗法球、血肉污染。介绍：地窟之中的超级战争武器，拥有着血肉污染的权柄以及散播瘟疫的能力。看完了科莫拉多巨龙的信息之后，秦风了无兴趣的笑了笑。对于拥有着真实伤害能力以及极其强大的增伤技能的秦风来说，没有了权柄的科莫拉多巨龙就是一群待宰的羔羊，一群提供经验值的蠢物而已。想到这里，秦风也不浪费时间，提着斩龙之刃，便带着自己的分身，便冲向了这些战争兵器。顷刻间，一道道鲜红的血梅花印记悄无声息的便印刻在了这些巨龙的身上。嘘，4亿，4亿，4亿！炽烈的刀光在这矿洞空间之中翩然起舞，与科莫拉多巨龙头顶上炸开的赤红伤害数值条交相呼应了起来。一个个科莫拉多巨龙哀嚎着四散而逃，根本就不敢硬抗秦风的攻击。矿脉之外，早在秦风还未朝着科莫拉多巨龙发起攻击之时，一堆身穿着昂贵战甲的骑兵便已然出现在了山洞之外。这些骑兵的装甲和此前见过的银月骑士团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细看之下却是不难发现，这些骑兵的战甲还要更好一些。这些人是光明教廷的日曜骑士，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接近神阶的实力，为首的那一个人更达到了90级，拥有了神阶一段的力量。到达了矿洞入口之后，为首的日曜骑士团副统领罗伯特脸色瞬间就是一变，实力达到90级的他非常轻易的就从这矿洞之中察觉到了一股子极其强大的魔气。显然，这矿洞的里面的科莫拉多巨龙已经复苏了。不过，这却不是让罗伯特如此紧张的真正原因。赶赴这矿洞之前，罗伯特便已然知晓了这山洞之中存在着7个即将出世的科莫拉多巨龙。这些东西的复苏早就存在于他的预料之中，他自然不会为此而感到紧张。真正让罗伯特感觉到此去可能一去不会的是，这矿洞之中另外出现的那一道磅礴血气。从这道血气之中，罗伯特感觉到了一股子比日曜骑士团团长还有强大的多得多的力量，根本就不是他这等刚刚踏足神阶的小小骑士可以对付的了的。不过，在心中信仰的督促之下，罗伯特却是没有后退半步。只听得苍啷一声，罗伯特抽出了腰间的骑士剑，对着日曜骑士团的成员们道：“袍泽们，这矿洞之中出现了一个预料之外的强大敌人，他很有可能是超越神阶4段之上的存在，你们怕不怕？”话音落下，日曜骑士团众人齐声回答：“不怕，光明映照之地，我们不惧任何魔物。”听着属下的回应，罗伯特无比凄凉地举起手中骑士剑，大声吼道：“光明与我同在，随我冲！光明与我同在，我等必胜！”一番加油打气之后，日曜骑士团的所有人纷纷抽出了自己的武器，以必死的决心跟着罗伯特便冲进了矿洞之中。进入矿洞之后，这些骑士很快便发现了倒在地上的行刑者尸体。看到这些尸体，罗伯特脸色一变，赶忙跑过去查看起了伤口。这些伤口的断面非常的整齐，
在施暴者的面前，行刑者的防御就像是纸糊的一样，根本起不到半点作用。这究竟是什么人干的？居然有如此恐怖的伤害能力！看着伤口的数量，5刀一个行刑者，这未免也太过于吓人了吧？这人也许是我们的朋友，我感觉，我也希望他不是我们的敌人，不然那可以太恐怖了吧？在罗伯特查看伤口之时，周遭的一众骑士们也纷纷发出阵阵惊叹之声。听着骑士们的议论，罗伯特深吸了一口气，暗自在心中祈祷。祈祷完之后，他才回过了头，对着一众骑士说道：“走吧，是敌是友，在见着那人之前都说不清楚。”众人点头，而后便跟在罗伯特的身后，朝着矿洞深处走去。片刻功夫过后，日曜骑士团的众人便到达了这洞穴的最底层。进入此地之后，这些人纷纷瞪大了眼睛。只见此时的战场之中，正有着好几十个长相一模一样的男人，提着刀追着整整7头科莫拉多巨龙狂砍。男人们的攻击速度极快，移动速度也快得有点离谱。刀光闪烁之间，那些个科莫拉多巨龙的身上就会爆发出极其粗壮的血线。轰隆，轰隆，轰隆！片刻功夫过后，整整7头科莫拉多巨龙便在男子们的围攻之下，躺倒在了地上，变成了一具又一具的尸体。看到这一幕，日曜骑士团的所有成员，包括他们的副统领罗伯特军，是被震撼得五体投地。此时的他们已经知道了眼前的男人是谁了。全大陆能够制造出如此多的分身的，除了秦风，再也没有任何神界以下的存在可以做到。再加上擅长用刀这一特征，日曜骑士们瞬间就明白了，眼前这个杀力突破天际的男人，就是前些日子名动整个神域大陆的枫叶帝国新晋公爵北境大公天意。此前，在秦风斩杀了欧内斯特的事迹传播到教廷之时，日曜骑士团的一众骑士并不认为秦风有多么的了不起。在他们看来，一个即便完全复苏了，也就只有神界一段实力的欧内斯特就是个小角色，都不用所有的日曜骑士出动，只需要派出1/4左右的人手，就足以将之灭杀掉。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时无英雄，使数字成名。这2句话就是这些骄傲的日曜骑士在听到秦风的事迹之后最为真实的想法。然而就在今天，这群骄傲的骑士却是被秦风以无比强势的姿态给征服了。对于他们而言，一个完全复苏的科莫拉多巨龙却是不足为惧，但若是7个这样的怪兽聚在了一起，那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也正是因此，在进入这矿洞之时，这些骑士已经做好了为教廷牺牲的准备。然而，就是这样7个能将他们全部杀死的战争巨兽，在秦风的面前，居然连有效的反抗也做不到，只能任由秦风手起刀落，一刀刀的将他们全部斩杀掉。这就是天意大公的实力吗？这也太强大了吧！即使是我们的统领来了，也不可能做到天意大公这种程度了吧？我惭愧啊！我之前居然那样想天意大公，我简直不是人！扫了一眼目瞪口呆的光明教廷骑士们，发现其中没有自己认识的人，秦风了打招呼的念头，走向了科莫拉多巨龙的尸体，收捡起了自己的战利品。叮咚，你获得生物兵器科莫拉多巨龙制造图纸 X3。叮咚，你获得高阶材料科莫拉多巨龙的毒囊 X14。叮咚，你获得金币23W。听着耳畔响起的提示音，秦风对自己的收获还算比较满意。首先是科莫拉多巨龙的制造图纸，这个图纸虽说秦风自己用不上，但卖给教廷还是能换来不少钱的。对于负担这镇压的哭众人的教廷而言，一些个实力强大的地窟魔物一直都是他们的心头大患。其中具有着瘟疫散播能力的科莫拉多巨龙，更是最令他们头疼的战争兵器之一。无数年来，他们费了无数的钱财，召集了无数炼金技术方面的专家，想要破解科莫拉多巨龙的能力。但是无论他们怎么研究，它的研究成果的更新速度也跟不上科莫拉多巨龙的迭代速度。时至今日，科莫拉多巨龙已经迭代到1749代了，而教廷这边的研究却还停留在462代之上，根本就追不上。想到这里，秦风便将科莫拉多巨龙的制造图纸收了起来，想着以后找个合适的机会把这玩意儿卖给教皇，敲上一大笔钱。而后，秦风又把目光投向了科莫拉多巨龙的毒囊，这是个高阶毒药优质合成素材，能够大大提升毒药的伤害和扩散能力。只可惜秦风并不是炼药师，这个毒囊对他的作用不是很大，只能拿来卖钱。在秦风收拾好了自己的战利品之后，一旁的罗伯特也从震惊之中缓了过来，他缓缓走到了秦风的身边，向秦风致谢。尊敬的北境大公，我代表光明教廷日曜骑士团所有骑士向您表达最为崇高的敬意，感谢你能够出手消灭掉这些战争兵器。秦风淡淡嗯了一声，而后便自顾自地操纵着自己的小精灵，开始占领此处的矿脉。看着反应无比冷淡的秦风，罗伯特并没有任何反感或者说抵触的情绪。在他的心目之中，秦风已然从一个数字变成了强大的英雄。对于这等实力远超出自己的人，罗伯特谦卑的如同学徒。这里已经被我清理干净了，你们要是没有事的话，就赶紧离开吧。一边占领着金矿，秦风一边开口说道：“是，天意大公，我们这就离开。回去之后，我们会跟教皇如实禀报这里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信仰光明的教徒都知道大公您为他们做出的贡献。”说完这句话之后，罗伯特带头朝着秦风弯下了腰，深深鞠了一躬。见状，罗伯特麾下的这些个日曜骑士也有样学样，对着秦风鞠躬致谢。致谢之后，这些日曜骑士便走出了洞穴，赶回教廷复命去了。教廷骑士们走后，秦风淡笑着摇了摇头，点开了自己的领地面板，查看起了这处矿脉的收益。纳什尔金属原矿7级，矿石储量3亿，预估价值327亿。当前每日采矿最大收益上限为 1W 标准单位每天，当前建议配置生产单位数量500。看完这个矿脉的信息之后，秦风只感觉这一波赚大发了。
这次获得这个矿脉虽然只是个7级矿脉，但这里面产出的矿石却是比之前的9级矿脉还要珍贵不少。只因为这个矿洞产出的矿石名叫纳舍尔金属原矿，通过提炼，每100个标准单位的纳舍尔金属原矿就能精炼出1克的纳舍尔金属，而纳舍尔金属正好就是高端建筑制造和升级所需要的高等材料之一。得到了这个矿脉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秦风将不再会因为找不到足够的建筑材料而发愁了。想到这里，秦风立刻就安排了500个小精灵开矿，而后秦风便打开了自己的任务面板，查看起了刚刚解锁的第2环任务——塔格拉玛的阴谋神阶第2环，等级神级。任务介绍：你破坏了塔格拉玛的安置在你领地的孵化器，并拿到了黑死病的病原体，导致了塔格拉玛的计划全面崩毁。塔格拉玛陷入暴怒之中，他强行在你的领地之上开启了地窟通道，准备派出大军绞杀你。任务目标：1. 找到酝酿之中的地窟通道，将之镇压。2. 击杀1000头的枯魔物。任务道具：检测到玩家为战士职业，不具有进化通道核心的能力，特派发临时道具神级进化卷轴。完成第2任务目标之后，即可使用卷轴强行进化的窟通道。任务奖励：1. 30亿经验值。2. 随机材料宝箱神级 X3。3. 宠物位置拓展卷轴神级 X1。4. 获得此任务第3环的开启资格。任务限制：1. 24小时内完成所有任务目标，当前剩余23小时54分。失败惩罚5。介绍：不要查看下去，因为塔格拉玛在尽头等着你。看完了这个任务的介绍之后，秦风真心觉着这任务的奖励还可以。首先是神级材料抽取宝箱。秦风的领地还处于最初的发展阶段，除了缺钱就是缺少各种高阶的材料。虽然不知道这个宝箱最后可以开出什么材料，但其终归是神级的宝箱，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除开这个宝箱，便是秦风最为看重的宠物位置拓展卷轴了。在整个神域之中，这个卷轴也是非常稀有的。使用了之后，可以将玩家的宠物栏从4个拓展到5个。想到了这里，秦风对于这个任务的兴趣就更加浓厚了。整理好了自己的收获，秦风提着斩龙之刃就朝着矿洞之外走去。由于此前的那一番探查，此时的秦风已经知道了即将催生的那一处地窟通道将出现在何处。很快，秦风就回到了他发现第1座9级矿洞的那一个山洞之前。此处之前就出现过一个未曾完全开启的异化通道，这也就意味着这里的世界壁障最为薄弱。塔格拉玛想要在短时间里开启一座新的地窟通道，也只能开在这里。抵达这处矿洞之后，秦风便察觉到了一股无比浓郁的地窟魔气。与此同时，他的耳畔也响起了系统的机械提示音：叮咚，你发现了塔格拉玛开启的地窟通道，此地窟通道极度危险，建议玩家达成了击杀目标之后，使用任务道具净化此处通道。听着耳畔响起的提示音，秦风淡淡笑了笑，没有理会。好好的一个刷经验的好去处，就这么把它净化了，算什么事儿？不好好进去大刷特刷一番，他还能叫秦风？想到这里，秦风提着斩龙之刃就冲进了矿洞之内。很快，在全力奔行之下，秦风非常迅速的就抵达了地窟通道之前。由于这个地窟通道刚刚打通，从里面爬出来的也只有最低等级的食腐者。在秦风到来之后，这些食腐者顿时转移了放在小精灵上的注意力，晃着愚蠢的脑袋看向了秦风。就在他们的视线和秦风接触上的那一瞬间，秦风的刀便已经送到了他们的脖子上。哗啦，300W， 300W， 300W。在秦风恐怖的伤害能力面前嘛，这些地窟魔物根本就来不及做出任何的反应，便被秦风砍碎成了尸体。叮咚，你击杀了青铜级魔物食腐者，你获得8000点经验值，你的血量加5，斩龙之刃刀灵灵体强度加1，你的灵体强度加1。叮咚，你击杀了青铜级魔物食腐者，你获得8000点经验值，你的血量加5，斩龙之刃刀灵灵体强度加1，你的灵体强度加1。叮咚，你击杀了青铜级魔物食腐者，你获得8000点经验值，你的血量加5，斩龙之刃刀灵灵体强度加1，你的灵体强度加1。听着耳边叮叮当当的提示音，秦风嘴边渐渐浮现出了一抹欣慰的笑容。此时的秦风已经开启了他的第4天赋无限成长，再加上他的转职技能鲜血魔警，每击杀掉一个单位，他就可以获得5点的血量值。这还没有完，在斩龙之刃的装备特效之下，每击杀一个魔物，还能为秦风和斩龙之刃的刀灵各带去1点的灵体强度。在此情况之下，击杀这些青铜级魔物的收获也变得非常的丰富了起来。嘘嘘嘘嘘嘘，一阵阵刀光闪过，矿脉山洞之中，秦风杀得飞起。片刻功夫过后，秦风就将山洞之内的地窟魔物全部宰杀干净了。看着面前的尸体，秦风意犹未尽。为了更快的提升自己的实力，秦风毫不犹豫的就走进了地窟通道之中。轰！熟悉的感觉传来，刹那间之后，秦风便出现在了里世界之中。看着面前围得层层叠叠，数量足足有100万之多的地窟魔物，秦风的眼中瞬间就亮起了一股无比浓郁的贪婪颜色。对于其他的玩家或者是 NPC 来说，这么多的地窟魔物绝对是一场噩梦。但是对于佩戴着5级称号、拥有着超强吸血能力、身怀着300多万血量、拥有着数个 bug 级天赋和技能的秦风而言，这些魔物就是一份份美味的菜肴，再多也填不上他这个大胃王的胃口。想到这里，秦风也不犹豫，提着斩龙之刃就朝着的窟魔物的位置冲了过去。嘘嘘嘘嘘，300W， 300W， 300W。在秦风超级强大的攻击力面前，军阵最前方的那些炮灰瞬间就被融化掉了。很快，秦风就杀满了1000地窟魔物，完成了第2环任务的第2目标。叮咚，检测到玩家已经击杀了1000个地窟魔物，达成了第2目标，
请玩家尽快使用任务道具净化此地窟通道。机械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响起，提醒着秦风他已然可以完成任务，进入到下一阶段之中了。但是秦风却没有这样做，在没有杀光这些地窟魔物之前，他怎么舍得让这些经验值就这么溜走呢？炽烈的血气从秦风的身体之上蒸腾而起，瞬间就将秦风的攻击力提升了整整5倍之多。开启了猩红之力过后，秦风扫了一眼地汇聚的鲜血，觉得数量应该差不多了。秦风手指一勾，地面之上的鲜血瞬间就汇聚成了150把猩红之刃。嘘嘘嘘嘘嘘，在秦风的控制之下，猩红之刃翩然起舞，瞬间就在战场之中清理出了一个巨大的空洞。看着眼前这个空洞，秦风心中升起了无限的豪情。他疯狂地释放幻影替身，将一个个替身召唤了出来。10几秒钟过后，整个战场之上便出现了1024个一模一样的秦风。下一刻，这些个秦风同时发动猩红之刃，利用地面之上魔物们留下来的鲜血，汇聚了153600把恐怖至极的利刃。嗡嗡嗡嗡嗡，在秦风的控制之下，这些利刃同时发出嗡鸣之声，震得整个战场都跟着晃动了起来。而后，这些利刃汇聚成了一朵遮天蔽日的莲花，从高空之中落向了地面，如同催命的符咒。看着头顶的利刃莲花，无数的枯生物的心情都变得无比的绝望。眼前的这个敌人属实太过于恐怖了，根本不是他们可以力敌的。在心中的恐惧之下，原本像浪潮一样不断前进的地窟生物们，顿时就以比来时还要迅猛的速度往后方退去。但是他们的数量实在太多了，想要在顷刻之前完成阵型的变化，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于是乎，踩踏事件发生了。弱小一点的地窟魔物，稍微一个不注意，就会被他的那些强大的同伴踩成肉泥。看到这一幕，秦风顿时就怒了。要知道，一个地窟魔物可就等于5点的血量，1点的刀灵灵体强度，以及1点的自身灵体强度。要是就这样让这些地窟魔物损耗下去，秦风的刷怪大计可不就是夭折了。想到这里，秦风操控着猩红之刃的血莲花就开始了抢人头大战。时间紧，任务重。为了尽可能的拿到更多的收获，秦风将自己的精神力调动到了极致，尽可能精准的控制着每一把猩红之刃。然而可惜的是，此时的秦风只有几千点的智力值。这个数值虽然已经比大部分的70级法师都还要高，但是想要精准的控制着15万把猩红之刃，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感受着这一份吃力感觉，秦风毫不犹豫的就开启了暴血，强行将自己的智力值给抬了上去。叮咚，你发动了专属技能暴血，开启1度暴血，获得2倍全属性增幅，血量上限提升，锁血解除，可以通过吸血等手段恢复。血量下降一半，持续30分钟，结束后将面临12个小时的虚弱期，可以通过再度暴血解除。叮咚，你发动了专属技能暴血，开启2度暴血，获得4倍全属性增幅，血量上限提升，锁血解除，可以通过吸血等手段恢复。血量下降一半，持续30分钟，结束后将面临12个小时的虚弱期，可以通过再度暴血解除。叮咚，你发动了专属技能暴血，开启6度暴血，获得64倍全属性增幅，血量上限提升，锁血解除，可以通过吸血等手段恢复。血量下降一半，持续30分钟，结束后将面临12个小时的虚弱期，可以通过再度暴血解除。片刻之后，秦风便已然开启了6度暴血，获得了64倍的全属性增幅。经过这一次的增幅，秦风的智力值直接就冲到了28万多点。在如此恐怖的智力值的帮助之下，秦风很轻易的便能完成对猩红之刃的精准操控。嘘嘘嘘嘘嘘，一道道利刃入肉的声音响起，每一把斩龙之刃都能无比准确的将自己的目标统一个对穿。1.9亿，1.9亿，1.9亿。伴随着嘘嘘嘘的声音，数十万的赤红伤害数值条便出现在了秦风的视野之中，将秦风眼中的世界染成了一片血红。几秒钟之后，战场之上100多万的枯魔物瞬间就变成了零零散散的10几万。和死去的那些地窟魔物不同的是，剩下的这些魔物等级都比较高，站的位置比较靠后。和死去的那些个地窟魔物相同的是，他们同样扛不住秦风的伤害，最多3把猩红之刃就能将他们送回黑渊之中。看着战场之中那形如魔神的秦风，地窟魔物嚎叫着就往后方四散奔逃。他们非常的聪明，想要借助这样的方式来逼迫秦风做选择。在他们看来，无论这男人有多的强大，多么的离谱，总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向四面八方发起攻击吧。只要他们分散的足够开，他们之中总有运气好的，可以从这个恶魔的手中逃离。看着这些地窟魔物的动作，秦风哑然失笑。从一开始的时候，他想的就是斩尽杀绝，从未考虑过放走任何一个魔物。魔物们此刻的选择虽然正确，能够影响到秦风的杀戮速度，但可别忘了，此时的秦风可是开启了6度暴血，获得了64倍增幅的。他的敏捷属性已经超过了30万的大关，论起速度，他是这些魔物的祖宗。一念及此，秦风便开始整理起了幻影替身的阵型。在他的刻意控制之下，新诞生的这些幻影替身被他排成了一个一字长蛇阵。几十秒钟过后，1024个崭新的秦风便出现在了战场之中。他们之中的每一个都目露凶光，恶狠狠地望着逃逸的魔物，如同望着羔羊的饿狼。下一刻，这根长度足足有5公里的一字长蛇阵开始往前推进。最开始的时候，这条阵线还因为阵点之间的间隙显得有些空洞，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猩红之刃的汇聚，这道一字长蛇阵却是逐渐丰盈了起来，变成了一道巨大的血红浪潮，朝着奔逃的魔物们便冲了过去。嘘嘘嘘嘘嘘，猩红的巨浪翻涌，一个个魔物带着满脸居然还能这样的表情，躺倒在了地上，变成了一具具的尸体。此起彼伏的提示音也在秦风的耳边炸响了起来。叮咚，
你击杀了85级史诗阶的枯魔物行刑者，获得3亿经验值。你的血量+5，斩龙之刃刀灵灵体强度+1，你的灵体强度+1。叮咚，你击杀了88级史诗阶的枯魔物战争巨兽，获得3亿经验值。你的血量+5，斩龙之刃刀灵灵体强度+1，你的灵体强度+1。叮咚，你击杀了89级史诗阶的枯魔物3眼毁灭者，获得3亿经验值。你的血量+5，斩龙之刃刀灵灵体强度+1，你的灵体强度+1。叮咚，你又毁灭了一个地窟军团，地窟势力对你的好感度下降100点，当前好感度200，当前关系不死不休+1。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45级，你获得600个自由属性点。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46级，你获得600个自由属性点。听着耳边响起的系统提示音，看着被自己斩尽杀绝了的地窟魔物们，秦风欣慰地笑了笑。进一次的窟杀了100多万的魔物，升了2级，还算不错，不枉我跑一趟。悄然感慨一句，秦风收回斩龙之刃，将新获得的1200个属性点全部加在了力量之上，而后便朝着通道核心的位置走了过去。很快，秦风就走到了通道核心所在的位置。叮咚，你已经达到了通道核心，使用神级进化卷轴可进化这个通道，完成任务塔格拉玛的阴谋第2环，拿到传送碎片。听到这声在耳畔响起的提示音，秦风从背包之中取出了任务卷轴，开始了进化。撕拉，秦风轻轻一用力，将手中的卷轴撕开了，而后一道光芒亮起，秦风面前的通道核心便被这道白光给摧毁成了一地的碎片。与此同时，一道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响了起来。叮咚，检测到玩家已经完成了任务塔格拉玛的阴谋第2环，奖励发放中。叮咚，你获得了30亿经验值。叮咚，你获得了随机材料抽取宝箱神级 X3。叮咚，你获得了宠物位置拓展卷轴 X1。叮咚，你获得了此任务第3环的接取资格。检测到玩家身处地窟之中，危险系数提升，玩家有权利放弃本任务。听着耳畔的提示音，秦风自动忽略了系统的提示，接取下了这个任务的第3环。叮咚，你已接取任务塔格拉玛的阴谋第3环，请在任务面板之中查询。叮咚，鉴于本任务难度过高且玩家等级过低，特奖励任务免除权限1次，使用后玩家可以解除此任务，请玩家在3分钟之内做出决定。听着系统喋喋不休的提示，秦风微微蹙起了眉头。神域这个游戏哪里都好，就是这游戏的人工智能脑子不是太好使，他都已经把地窟一个军团给杀光了，就这实力，现在的地窟之中又有多少魔物可以对他造成威胁呢？再度忽略了系统的提示之后，秦风点开了任务面板，查看起了这第3环的任务塔格拉玛的阴谋神阶第3环，等级神级。任务介绍：你破坏了塔格拉玛的制造的地窟通道，并杀死了他的战士，你彻底激怒了塔格拉玛，使他从沉眠状态之中强行复苏，你将直面塔格拉玛的威严，并逃离他的绞杀。任务目标：1. 在塔格拉玛的攻击之下存活30秒。2. 逃离塔格拉玛的追杀。任务道具：检测到本任务难度过高且玩家等级过于低下，特奖励任务免除权限1次。使用本权限之后，任务将自动解除，请玩家在3分钟之内做出决定。任务奖励：1. 50亿经验值。2. 随机材料宝箱神级 X10。3. 空间传送装置制造图纸 X1。任务限制无，失败惩罚无。介绍：不要查看下去，因为塔格拉玛在尽头等着你。看完了本次任务的奖励，秦风兴奋的都快要跳起来了。其他的东西都不说，单单只是一个空间传送装置制造图纸，就已然让秦风闻到了金钱的味道。前一世里，国外有一个玩家拿到了这一份图纸，而后这位玩家动用了自己和 NPC 之间的关系，将空间传送装置给制造了出来，并安放在了他所属的国家之中。经过一系列的磋商和利益交换，这位玩家最终和 NPC 们达成了协议，这个传送装置的收益他要拿走30%。也正是因为这30%的收益，直接就让这位拥有着图纸的玩家成为了全球神域玩家之中最为有钱的那几个人。如今秦风也有机会拿到这份图纸，而且以秦风的影响力和实力，只要他能顺利完成任务拿到图纸，他就能够利用这图纸收获到远超于前世那位玩家的收益。想到这里，秦风顿时就激动了，他越来越期待这3分钟的考虑时间快点的过去，越来越期待塔格拉玛能够快点出现。但没兴奋多久，秦风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这个任务要求的是从塔格拉玛的手中坚持30秒，并逃离塔格拉玛的追杀，严重违背了秦风想要把塔格拉玛变成自己的经验值的想法。想到这里，秦风顿时就郁闷了起来。哎，又要演戏，好累。很快，在秦风百无聊赖的等待之中，漫长的3分钟考虑时间终于过去了。一股莫名的波动从远处向着秦风涌来，而后一股巨大的声音在秦风的耳边响了起来：愚蠢的人类，肮脏的爬虫，你居然敢摧毁我的孵化器，你居然敢杀了我的士兵，我要用你的鲜血来洗涤你的罪孽，我塔格拉玛发誓要将你粉身碎骨，把你的头骨做成我饮酒的悲剧。层层叠叠的声音像浪潮一般向着秦风涌了过来，秦风顿时就慌了，慌不择路地站起身子，摸着一个方向撒丫子就跑。看着秦风害怕的样子，塔格拉玛怒火中烧：爬虫，你居然还敢逃跑，你这是在挑衅我。巨大的声音再次响起，不过和之前不同的是，这次的深深印明显接近了很多。咚咚咚，塔格拉玛迈着8条截肢，在地窟世界之中快速奔行，很快就冲到了秦风身后不远。与此同时，秦风耳边也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叮咚，
检测到玩家已经进入到塔格拉玛的攻击范围，请在塔格拉玛的攻击之下存活30秒。警告：检测到玩家的等级过于低下，与塔格拉玛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请玩家立刻远离目标。听着这2道提示音，秦风根本就不予理会，依旧保持着之前的那副模样，惶恐地逃窜着。看着秦风的背影，计算着彼此之间的距离，发现秦风已经进入到了自己的攻击范围之中。塔格拉玛心中一喜，顿时就抬起了上身的一根截肢，朝着秦风就发射出了一道黑漆漆的光波。觉察到塔格拉玛的攻击，秦风故意降低了自己的反应速度，非常紧张地擦着塔格拉玛的攻击躲了过去。轰！漆黑的光波带着无穷的毁灭力量，狠狠地轰击在了秦风面前的地面之上，将地窟世界之中无比坚硬的大地都给轰击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巨大的烟尘泛起，塔格拉玛傲然放缓了脚步。然而，莫等他兴奋太久，他就又看到了那个人类男人慌慌张张地从烟尘之中冲了出来，朝着远方跑去。看到这一幕，塔格拉玛神情顿时就是一滞。他没有想到，那个无比弱小的人类居然可以躲过他如此致命的攻击。和此前秦风遇到的欧内斯特不同，塔格拉玛的实力远在神阶3段之上，只差一步便能进入到神阶4段之中，是有资格竞争大领主的存在。如今，神阶4段以上的地窟魔物还处于绝对的沉睡状态之中。以塔格拉玛神阶3段之上的实力，他完全可以在整个地窟魔物之中排在前几名的位置。爬虫，你居然有这等实力，很好，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力。不过，你就不要想着能从我的手里安然离开了。我是领主塔格拉玛，我是你永远也逃避不了的梦魇。塔格拉玛咆哮着，再度抬起截肢，开始发动攻击。这一次，他没有再留手，将他能够动用的6个截肢都给抬了起来。轰轰轰轰轰轰！一连6道黑色的光波从塔格拉玛的截肢之中发出，朝着秦风所在的位置便轰击了过去。觉察到身后的攻击，秦风慌乱地扭动了起来，表演了蛇形走位，擦着这6道光波的边躲了过去。与此同时，秦风也在心中暗自数着秒数：11、12、13。躲过了塔格拉玛的攻击之后，秦风继续向前奔行。不过，在奔行的过程之中，秦风也没有忘记象征性的反击一下。刷刷刷刷！秦风凝聚出猩红之刃，操控着这些利刃，朝着塔格拉玛所在的位置便捅了过去。为了不让塔格拉玛发现自己的真实实力，秦风不但没有开启猩红之力，给这些利刃附加上真实伤害效果。更为过分的是，秦风故意偏离了这些猩红之刃的弹道，让他们擦着塔格拉玛的身子歪着飞了出去。看到秦风居然敢向自己发起反击，塔格拉玛顿时就怒了，他觉着自己遭受到了侮辱。低劣的爬虫，你居然敢向我反击！我塔格拉玛以领主的名义起誓，我必将你碎尸万段！塔格拉玛怒吼着，加快了追击的速度，朝着秦风就冲了过去。很快，塔格拉玛就冲到了秦风身后。抵达了此处之后，塔格拉玛眉心之处的灰烬瞬间就亮了起来。他发动了他所拥有的一个权柄重力操控，只听得砰的一声，秦风跟着他脚下的地面一起直直的陷了下去。在重力操控的作用之下，秦风所占区域的重力被加强了1万多倍。在如此巨大的重力作用的影响之下，秦风的速度顿时就慢了下来。看着移动速度明显放缓了的秦风，塔格拉玛兴奋至极，他抬起了自己的锋利的截肢，朝着秦风的老腰就挥舞了过去。死吧，爬虫！巨大的轰鸣之声伴随着塔格拉玛的咆哮而响起，锋利的截肢斩破了空气，眼见着就要将秦风砍成2截。恰在此时，异变突发，只见秦风取出了斩龙之刃，瞬间就发动了斩龙闪，擦着截肢的边闪了出去。看到这一幕，塔格拉玛明显就是一愣，他没想到眼前这个只知道逃跑的人类，灵体韧性居然如此的强大，居然能够在重力操控的影响之下使用出闪现雷的秘法。要知道，在重力骤然改变了的情况之下，任何未到达神阶的神灵，其灵体都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感知能力和反应速度的下降。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做出如此迅速的反应，也就意味着眼前这个人类拥有着远超一般人的灵体强度。想到这里，塔格拉玛嘴边迅速就流出了口水。这么多年以来，他最喜欢的就是那种灵体强大的食物，他觉着这种食物最有嚼劲儿。爬虫，你很好，我改变主意了，我不会就这么轻轻松松让你死去，我会一点点的吃掉的肉身，吞噬掉你的灵魂。塔格拉玛喋喋不休的口嗨着，秦风脸上渐渐涌起了一股子不耐烦的神情。也不知道怎么的，这一世重生之后，秦风遇到的每一个地窟生物都像是脑子进了泔水一般，总喜欢在打架的时候口嗨。要不是为了完成系统那不知道变通的任务，秦风早就提到把塔格拉玛给砍了，哪里容得了他如此的嚣张。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此时的秦风已经逃跑了将近25秒的时间了，也就是在逃跑个5秒钟，秦风就达到了任务的第一个要求。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从塔格拉玛的眼前消失，而后再出现宰了这个嘴碎的一笔的蠢货。想到这里，秦风继续躲避起了塔格拉玛的攻击。刷，截肢斩来 ，miss， 刷刷刷刷，截肢不停斩来，秦风接连躲闪。3、2、1，在漫长的忍耐之中，时间终于到了。与此同时，一道系统提示音也在秦风的耳边响了起来。叮咚，检测到玩家已经在塔格拉玛的攻击之下存活了30秒，达成了本任务的第一目标，请玩家尽快逃离塔格拉玛的追杀，完成本任务第2目标。警告，检测到玩家的等级过于低下，与塔格拉玛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请玩家立刻远离目标。提示音落下，秦风的速度骤然提升，在6度暴血的属性增幅以及秦风一身装备的加持之下，秦风的极限速度远不是塔格拉玛这种神阶3段地窟魔物可以比拟的。只听得轰隆一声，
秦风的速度瞬间就突破了1丈，而且还越来越快，不到半秒的功夫，秦风就已经跑出去了100多公里。看着眼前越跑越远的秦风，塔格拉玛呆呆地愣在了原地，久久未曾移动半步。该死的爬虫，居然有这等逃跑的秘术，无耻，无耻至极！不要让我看到你，否则我必将你碎尸万段，一遍又一遍。塔格拉玛咆哮着，肆意挥舞着截肢，大肆搞着破坏。然而在塔格拉玛看不见的另一头，秦风却是停下了步伐，转过身子。叮咚，你成功逃离了塔格拉玛的追杀，完成了任务塔格拉玛的阴谋第3段，奖励发放中。叮咚，你获得了50亿经验值。叮咚，你获得了神级随机材料抽取宝箱 X10。叮咚，你获得了传送装置制造图纸 X1。听着这3道提示音，秦风的脸上顿时就浮现起了一抹无比残忍的笑容。早在塔格拉玛疯狂嚎叫的那一刻，秦风就已然非常的想把塔格拉玛给弄死了。要不是为了达成这个任务，他又怎会如此憋屈的陪着塔格拉玛演了这么久的戏？想到这里，秦风也不浪费时间，朝着来时的方向便冲了过去。为了更快的赶回去，不让塔格拉玛跑了，秦风还开启了7度暴血。叮咚，你发动了专属技能暴血，开启7度暴血，获得128倍全属性增幅，血量上限提升，锁血解除，可以通过吸血等手段恢复。血量下降1半，持续30分钟，结束后将面临12个小时的虚弱期，可以通过再度暴血解除。获得128倍增幅之后，秦风的速度瞬间就提升了上去，瞬息之间，他就跨越了100多公里的距离，出现到了塔格拉玛的面前。秦风抵达之时，塔格拉玛还举着他的截肢，肆意破坏着环境。看到秦风回转过来的那一刻，塔格拉玛兴奋地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张开流着脓水的大嘴就要开始闭闭。可就在这时，塔格拉玛却是从秦风的身上察觉到了一丝无比恐怖的味道。从秦风身上那滔天血气之中，塔格拉玛仿佛看到了尸山血海，好强的压迫力。这人到底是谁？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人类之中居然出现了这么一个强者？在塔格拉玛震惊的时候，秦风也释放出了探查之眼，查探起了塔格拉玛的信息。地窟领主塔格拉玛，等级119级，神阶3段，等阶神阶3段，血量300亿300亿，攻击力 1200W， 防御力 450W， 技能神级防御、神级抗性、神级恢复、神级战斗技能动灭黑光、急速奔行、力量强化、魔化状态、超越死亡的律令、仆从召唤、致命污染、生化改造、强制驱散、重力操控、瘟疫散播、低等湮灭能量掌控。介绍：地窟之中的领主掌握着低等湮灭能量，是个极其恐怖的存在。看完了塔格拉玛的信息之后，秦风总算提起了一点兴趣。完成4传晋升到猩红主宰之后，秦风一直就没有遇到一个称职的对手，根本就没有任何人可以逼秦风拿出他全部的实力。眼前的塔格拉玛虽然也做不到，但是其也有了和秦风对上几招的实力。想到这里，秦风便抽出了斩龙之刃，朝着塔格拉玛冲了过去。由于塔格拉玛拥有着强制驱散的能力，在逼掉塔格拉玛的这个技能之前，秦风并不准备开启幻影替身。冲到塔格拉玛近前之后，秦风抬手就丢出了一个猩红标记，印刻在了塔格拉玛的身上。而后，秦风瞬间开启猩红之力，获得了5倍的攻击力提升以及真实伤害能力。嘘的一下，未等塔格拉玛反应过来，秦风的刀便已然砍在了塔格拉玛的身上。只听得哗啦一声，塔格拉玛的身体之上瞬间就炸开了一条粗大的血线。与此同时，一道赤红的暴击伤害数值条也出现在了塔格拉玛的头顶。96亿！受到重创之后，塔格拉玛瞬间就反应了过来，他强忍着疼痛，抬起自己锋利的截肢，朝着秦风所在的位置就切割了过去。同一时刻，塔格拉玛全力催动了自己的权柄，将秦风所站之处的重力增加到了100万倍。骤然增加的重力瞬间就让秦风的腰弯了下去。可是这一切却没有让秦风产生半点的动容。唰的一声，秦风发动斩龙闪，躲避掉了塔格拉玛的攻击。而后，秦风直接开启了猩红国度，将深州2万码的范围都给笼罩了进去。炽烈的血气冲天而起，将天空浸染成了一片血红。赤红的鲜血在大地之上汇聚成了海洋，翻滚的血浆里不时有咕嘟咕嘟的气泡冒出。看到这一幕，塔格拉玛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力。为了缓解自己心中的恐惧，塔格拉玛再度催动了重力控制，想要将秦风定在地上。然而，还未等他完全释放出权柄，他便听到了一声威严的如同律令的声音：“此地禁止重力掌控。”话音落下，本来已然在汇聚的权柄之力瞬间就被锁闭了起来，就像是被一条条锁链束缚着，明明可以感觉得到，但就是动用不了。塔格拉玛不甘心，再度发动了他的另外一个权柄——瘟疫散播。可就在这时，秦风那宛如天神一般的声音居然又响了起来：“此地禁止瘟疫散播。”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塔格拉玛再度失去了他的权柄之力。塔格拉玛恐惧的开始颤抖，他朝着秦风怒声喝道：“你究竟是什么怪物？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对我如此苦苦相逼？”听到这话，秦风瞬间就被塔格拉玛给气笑了。塔格拉玛要是不在自己的领地里搞事儿，要是不开启的库通道，秦风又怎么会有机会来收下他的人头啊？不过这一切秦风都没有功夫跟塔格拉玛解释，他提着斩龙之刃继续开始攻击。看着凶神恶煞朝着自己冲来的秦风，塔格拉玛也顾不得代价不代价的了，他瞬间就开启了魔化状态，获得了1000%的全属性增幅。而后他又调动起了湮灭能量，将之凝聚在了自己的截肢之上。苍啷一声，塔格拉玛的截肢和秦风手中的斩龙之刃撞击在了一起，发出了一声金铁相交的声音。得益于湮灭能量的保护，
塔格拉玛的截肢并没有被秦风切断，觉察着自己召唤出的湮灭之力并没有被秦风那诡异的秘术禁止掉，又看了看自己完好无损的截肢，塔格拉玛顿时觉得自己又行了。哈哈，你那诡异的能力用不了吗？你禁止我呀？你禁止我的湮灭能量啊！受死吧，爬虫！塔格拉玛咆哮着朝着秦风所在的位置就冲了过去。然而还未等他冲到秦风的近前，秦风那苍凉无比的声音却是第3度响了起来：此地禁止湮灭能量。话音落下，塔格拉玛的脸色顿时就变得无比的难看。他清晰地察觉到，随着秦风那道声音的落下，他所掌控着的湮灭之力瞬间就被清除了个一干二净。不仅如此，就连他对湮灭能量的理解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察觉到这一份异样之后，塔格拉玛瞬间就怂了。但是此刻已然是为时已晚。解决掉湮灭能量之后，秦风直接发动斩龙闪，闪现到了塔克拉的身前。下一刻，他释放出猩红断头台，对着塔格拉玛的大脑袋就砸了下去。轰！巨大的断头台虚影瞬间就凝聚成为了实质，落到了塔格拉玛的身上。而后，秦风的耳边便响起了一道提示音：叮咚，你对神阶3段的目标塔格拉玛使用了猩红断头台，眩晕效果受到阶位压制，塔格拉玛进入到 0.5 秒的眩晕状态之中。听着这道提示音，秦风淡淡一笑。对于其他的人来说， 0.5 秒的时间非常的短暂，但不要忘记秦风可以拥有10倍攻速，并开启了7度暴血，他的攻击速度早就突破了天际。不消说 0.5 秒的控制时间，就算是 0.001 秒的眩晕，秦风也能把塔格拉玛的血条清空。一念及此，秦风便闪烁到了塔格拉玛的身边，疯狂出击。96亿，96亿，96亿！一条条赤红的伤害数值条从塔格拉玛的脑袋之上飘出。与此同时，一道道提示音也在秦风的耳畔炸响了起来。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斩龙之刃的装备附加特效，塔格拉玛进入实质状态，持续时间1秒。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斩龙之刃的装备附加特效，造成了次元切割伤害，当前伤害值288亿。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斩龙之刃的装备附加特效，造成了断罪效果，降低塔格拉玛 75% 的防御力， 75% 的异常状态抗性， 75% 的全状态恢复。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斩龙之刃的装备附加特效，触发了绝死判定，判定中，判定成功，塔格拉玛被你强行处决。叮咚，你击杀了119级领主级生物塔格拉玛，获得20亿经验值奖励，你的血量+5，斩龙之刃刀灵灵体强度+1，你的灵体强度+1。叮咚，你使用斩龙之刃击杀了神灵，斩龙之刃获得1点强化值，当前强化值为1/1000。叮咚，你手杀了地窟领主级生物塔格拉玛，获得了手杀成就，特奖励100经验值，特奖励金币10亿。叮咚，你第3度达成了鞭尸成就，你获得了50金币。世界公告，检测到玩家天意首次击杀了地窟119级领主级生物塔格拉玛，神阶3段达成了全球手杀成就，特奖励经验值1000亿，特奖励金币100亿，特奖励神级材料纳12金属1万克，月之精粹1万毫升。希望全球玩家向天意学习，早日踏足的窟镇压的窟魔物。看着这一连串的提示音，全世界的神与玩家瞬间就疯了。我特么的没有看错吧？天意大佬居然弄死了一个119级的地窟领主级生物！我看到了什么？这是我能看的东西吗？有没有尿黄一点的兄弟？我感觉我出现了幻觉，谁可以自信我？+1！我觉得我也需要清醒清醒，太特么刺激了！他才只有46级啊，要是让他升到90级，岂不是要把游戏都给杀穿？听说天意大佬又触发了世界通告，机操物6，卧槽！这次弄死的居然是地窟领主，天意大佬牛逼！天意大佬太牛逼了呀！YYDS 看了一眼世界频道之上议论纷纷的玩家们，秦风淡笑着收回了视线，查看起了自己本次的收获。先前在完成了任务塔格拉玛的阴谋之后，秦风就拿到了他一直都心心念念的空间传送装置制造图纸。此时秦风已然没有了要紧的事情要做，他便打开了这个图纸的信息，查看了起来。空间传送装置制造图纸，类型图纸，效果使用之后可以掌握制造空间传送装置的制造方法。介绍，只要你有足够的金钱购买材料，这张图纸就可以帮你创造想象。看完了这张图纸的信息之后，秦风毫不犹豫的便选择了使用。下一刻，一道道数据流变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之中，他瞬间就明悟了这个空间传送装置的制造原理。和前一世里秦风使用过的空间传送装置一样，秦风掌握的这个传送装置每次传送都只需要一块最低等级的能量石，只不过这个空间传送装置每次最多只能传送3个人，想要提升这个装置的传送数量，就需要拿到更高等级的图纸。不过即便是这样，这件东西对于秦风的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只要等秦风回到了表世界，找来工匠把这个装置生产出来，他就可以借助他的地位将这个装置铺满整个枫叶帝国。到那时候，秦风就可以向每一个使用这个装置的玩家或者是 NPC 收钱。然而这还不是秦风脑海之中图景的完整状态，一旦让秦风将神域大陆上的另外4个国家给打服了，他就可以把他的矿件传送装置安放到整个神域大陆之上去。到那时候，他就是整个神域大陆的包租公，是个有传送需求的人，就需要给他交租。想象了一阵子未来之后，秦风压抑住心中的激动，把目光转移到了塔格拉玛的尸体旁爆出的战利品之上。叮咚，你获得了神级随机材料宝箱 X5。叮咚，你获得了神阶武器锻造材料塔格拉玛的能量核心 X1。叮咚，你获得了神级材料塔克拉玛的灵魂结晶。叮咚，你获得了神阶特殊道具战死者召唤令 X1。叮咚，
你获得了高级技能书洞灭黑光。叮咚，你获得了史诗级装备的行者装甲。叮咚，你获得了金币100W。听着耳畔响起的提示音，秦风查看起了本次收获到的战利品。塔格拉玛的能量核心，类型武器锻造材料，等阶神级，效果使用此材料制造神级武器之时，拥有5%的概率使之获得重力控制效果。限制无。介绍：只要你拿出了这个核心，全世界都会知道是你击杀了塔格拉玛。看完了这个战利品的介绍之后，秦风觉得还行。在当前的情况之下，大部分的神阶之上的生物都没有复苏，想要拿到神阶的武器，要不就是去抢教廷，要不是就是去抢个大帝国的镇国宝库。除了这2个途径之外，唯一能获得神阶武器的办法就是自己找人来打造。如今秦风拥有了神级的武器锻造材料，距离打造神级武器也算是近了一步。想到这里，秦风又将目光看向了另一个收获——塔克拉玛的灵魂结晶。塔克拉玛的灵魂结晶，类型武器锻造材料，等阶神级，效果锻造神级武器必须的材料之一，可以用其他神阶强者的灵魂结晶替代，能赋予武器灵魂。限制无。介绍：只要你拿出了这个核心，全世界都会知道是你击杀了塔格拉玛。如果说塔格拉玛的能量核心是锻造神阶武器的重要材料的话，塔克拉玛的灵魂结晶就是核心之中的核心。和其他武器不同，神阶之上的武器都是拥有着自己的灵魂的，而想要赋予武器灵魂，只有2个方法，一个是在锻造之时就将强者的灵魂结晶加入到其中，另一种办法则是秦风使用过的，用成长型武器去吞噬灵魂原质碎片。如今嘛，秦风拿到了塔克拉玛的灵魂结晶，距离锻造神器的日子再度往前迈了一步。查看完了这2件极其重要的战利品之后，秦风又将目光看向了另外的物件。此次秦风获得了一本高阶技能书以及一件史诗阶的装备，只不过由于职业限制，秦风并不能使用这2个战利品，只能把它们卖出去换钱。除了这2个东西之外，其他的战利品就有些稀松平常了。简单查看了一番之后，秦风便将它们塞进了自己的背包。整理完了自己的收获之后，秦风使用了通道核心碎片传送回了表世界。片刻功夫过后，秦风出现在了那个9级宝石矿所在的山洞之中。由于地窟通道已经被秦风给清理掉了，此时的山洞再度恢复到了安宁的状态。小精灵们勤劳而又不知疲倦地为秦风工作着，将一个矿石搬运了出来，堆积成了一座小山。见到此景，秦风直接将面前的矿石山收到了自己的背包之中。而后，秦风便利用领主的令牌传送回了自己的领地。叮咚，你抵达了北境大公领地。听到这一声提示音，秦风直接就看到了自己的领地之中突然就多出了好些个人。这些人每一个都穿着米特尔家族的服装，很显然，这些人都是海瑟薇带来的。看到这里，秦风也明白了，海瑟薇已然来到了他的领地之中。秦风心中一喜，赶忙拉住了一个米特尔家族的人，问道：“你们大小姐在哪里？”听到秦风的问话，仆役顿时就打了个哆嗦，而后才结结巴巴地说道：“回北境大公的话，大小姐在 T9 区域里，她在督导工人建设交易所。”听着仆役的回答，秦风欣慰地点了点头。他果然没有看错海瑟薇，这女人估计也是刚到，都不带休息的，直接就担负起了后勤主管的责任，开始了为他分忧解难。好了，你回去工作吧。遵命。放走了仆役之后，秦风朝着 T9 区域所在的位置就赶了过去。片刻功夫过后，秦风就来到了他的目的地。刚一抵达此处，秦风就看到了在人群之中主持着工作的海瑟薇。看着兢兢业业的后勤主管，秦风脸上顿时就浮现出了一抹和煦的微笑。他放慢了脚步，走到了海瑟薇的身边，打了声招呼：“来了呀。”“来了。你咋知道这片区域是我为你留的？这不很简单吗？你的那棵大树只覆盖了 T10、T11 2个区域 ，T9 这个区域又靠近枫叶帝国，你不是给我留的，还能给谁留？”听着秦风的问话，海瑟薇非常直接的就把自己的猜想说了出来。聪明啊，不愧是我的后勤主管，我真没看错人。秦风挑起了大拇指，狠狠夸赞了海瑟薇一句。听到秦风的赞扬，海瑟薇的唇边瞬间就勾起了一抹无比诱人的微笑，但是生性无比拧巴的她却没有将自己心中的欣喜表露出来，反而问了一句：“你就不怪我没有你的允许就擅作主张，在这里建立交易所？”“哈哈，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你觉得我在乎这些？”秦风慨然回答道。话音落下，海瑟薇霞飞双颊，问声问道：“哦，你居然连权力都不在意？那你在意什么？”“当然是钱啊。”秦风装作没有听出海瑟薇的潜台词，根本就不给对方把气氛推向暧昧的机会，直截了当的就把自己心底的想法给说了出来。此话一出，海瑟薇的脸色顿时就冷了下去。她轻轻的哦了一声，抬腿就往工人堆里走，一边走一边说：“好吧，那我就不耽误公爵大人挣钱了，拜。”话未说完，海瑟薇就被秦风给拉了回来。感受到秦风伸出的手触碰到自己的臂弯的那一刻，海瑟薇整个人瞬间就绷紧了。她也不反抗，顺着秦风的力就晃回了原地。然而出乎海瑟薇意料的是，她此行的目的地并非是秦风的怀中。秦风把她拉回来之后便松开了手：“我还有点事儿要去帝都办，你跟我一起。”听到这话，海瑟薇脸上顿时就显露出了一抹疑惑的神色。看到海瑟薇的表情，秦风瞬间就猜出了对方的疑问，淡然解释道：“我掌握了一个空间传送装置的制作方法，我想要将这东西铺遍整个大陆。这一次去帝都，我就是准备跟老皇帝聊聊这档子生意。我们之间达成意向之后，就需要你去和那些下面的人聊细节了。”此话说完，海瑟薇顿时就被震惊得无以复加。作为米特尔家族的嫡长女，海瑟薇非常轻易的就从秦风的话语之中听出了其中蕴藏着的巨大商机。
你的这个传送装置一次能传送多少人，消耗的资源又是多少？海瑟薇惊讶道。一次的话最多3人，但消耗低，只需要一颗最低等级的能量石。哦，真的假的？自然是真的。听到秦风的回答之后，海瑟薇沉默了。他在心中盘算起了收益。片刻功夫过后，海瑟薇立马就拉着秦风找到了欧拉，把秦风的告诉他的事情跟欧拉一说之后，欧拉也被震惊到了。见状，秦风缓缓将传送装置的制造原理告诉了欧拉，并让海瑟薇取来了相应的材料。10几分钟过后，3对传送装置便制作完成了。经过一番实验，海瑟薇和欧拉2人对这个传送装置再也没有了疑惑。于是乎，海瑟薇便跟着秦风一起来到了枫叶帝国的帝都。到达了帝都之后，秦风动用了公爵权限，直接就找到了老皇帝陈胜。此时的老皇帝正在和大臣们讨论着政务，见到秦风赶来，陈胜也是非常热情，当即便搁置了一提，对着秦风说道：“北境大公，你这一次老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确实有事儿。”秦风点头，而后便将制造好的空间传送装置递给了陈胜。这物件名为空间传送装置，可以实现点对点的瞬间传送，只要铺设的数量足够多，这个东西就可以彻底的替代传送魔法阵。听到这句话，议事大厅里的大臣们顿时就议论了起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传送阵已经使用了多少年了，岂是说替换就能替换的了的？是啊，是啊，这么多年以来，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设计出代替传送阵的东西，但都失败了。北境大公就算是实力再如何强大，也未必能做得到吧？休得胡言！北境大公是什么人啊？他说话做事儿怎么可能这么轻浮？看看这东西的效果吧。有道理，要不就让北境大公给我们演示一下。经过了此前殿前杀人一事过后，枫叶帝国的大臣们对于秦风的态度已经从最开始的正面对抗变成了当下的拐弯抹角。不过秦风并没有在意这些小喽啰的意见，他继续看着陈胜的眼睛，淡然道：“陛下，我的这个传送装置每次可以传送3个人，而花费仅仅只是一个低级的能量石。”此话一出，陈胜的眼睛顿时就亮了。和枫叶帝国现在用的那些个传送阵相比，秦风制造出来的这个传送装置，虽然在传送人数上有着巨大的差距，但是其每传送一个单位所消耗的能量，却比传送魔法阵低了将近30倍。也就是说，如果枫叶帝国把这种装置推广到了全国，那每年在传送之上消耗掉的能量就能节省97%，这都已经不能称作是便宜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不要钱。想到这里，陈胜也不管场中那些臣子们的想法，直接就拍了板：“天意大公，若是你手中的这个传送装置真有你说的那么神异，我就将这装置推广到整个枫叶帝国。”听着陈胜的话，秦风淡淡点了点头，缓声开口道：“在来之前，我已经将在我的领地之上设置好了传送阵，陛下若是想验证的话，可以找人尝试一下。”说完这句话之后，秦风直接就将传送装置打开了。顷刻之间，传送装置便开始了自动化的组装，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圆形的传送门，样子还不错。看着面前的传送装置，陈胜赞叹道。随后，陈胜目光环视全场，从一旁站着的侍卫之中挑了一个出来，命令道：“王莽，你去测试一下这个装置是否如北境大公说的那般神异，看看能不能到达大公的领地。”遵命。名叫王猛的守卫猛地一拱手，向皇帝施了一个礼，而后便退到了传送门的边上，从储物袋里掏出了一个最低级的能量石，激活了传送门。唰的一下，一道柔和的白光从传送门之中溢散而出。王猛头也不回的便走进了传送门之中。看着消失在眼前的王猛，场中的人心怀各种心思。作为皇帝，陈胜自然是希望王猛能够到达秦风的领地，因为这样一来的话，整个枫叶帝国都将因为这个传送装置而迎来巨大的改变。但是场中的那些个大臣们可就不一样了。作为帝国之中的顽固势力，他们吃着传送魔法阵的油水，一个个吃得脑满肠肥。如今秦风突然站出来说要取缔传送阵，改用他的传送装置，这些人自然是1万个不愿意。不过他们毕竟不是皇帝，即便再如何的不愿意，也要听从皇帝的决断。在此情况之下，他们也只能期待着这个传送装置会出问题。2分钟过后，王猛从传送阵之中走了出来，回到了大殿之中。王猛直接就跪在了地上，异常激动地对陈胜说道：“陛下，已经确认了，传送装置的另一边正是北境大公的领地。”此话说完，陈胜的眼眸之中顿时就升起了无限豪情。他快步走到了秦风的面前，一脸激动地握住了秦风的手，开口说道：“北境大公可真是我枫叶帝国的福星啊！不仅帮助帝国灭杀了欧内斯特这等魔物，还为帝国制造出了这等传送装置。我代表整个枫叶帝国的百姓感谢你。”看到皇帝的表态，场中的一众大臣面如死灰。此时的他们已经能够预见到，不消多少时日过后，这传送装置就将彻底代替传送阵，将存续了数千年的传送阵扫进历史的尘埃之中。和满脸哀愁的达臣们不同，此时的秦风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他轻轻拨开了皇帝的手，淡声道：“既然皇帝陛下没有了疑问，那我们就来谈谈关于收益分成的问题吧。”此话一出，陈胜顿时就是一愣。他没想到秦风居然如此的不羁，居然如此直截了当的就提出要和帝国分成，而不是一次性买断。缓了一会儿过后，陈胜试探着问了一句：“64开？”秦风笑着摇头：“还是198？大公只要1成？这，我替全枫叶国百姓感谢天意大公。”陈胜眉开眼笑：“陛下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要9成。”此话一出，陈胜脸上的肌肉瞬间就绷紧了，喜悦的表情渐渐凝固，取而代之的是一抹不悲不喜的麻木。场中的枫叶帝国大臣们表情也无比的精彩，他们没有想到的秦风的胃口居然如此的大，直接就要拿走9成的利益。陛下不可能答应的吧？这个口子要是这么一开，岂不是弄出了个无底洞？
贪婪让你变形啊！天意大功，你的算盘落空了！嚯！笑死我了，居然敢和皇帝一九开，你还真看得起自己啊！场中的大臣们一个个暗自腹诽着。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帝国皇帝陈胜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却是点头答应了下来。那就按照大公说的办吧。此话一出，在场的各位达成顿时就坐不住了，立刻就站了出来。陛下，老臣觉得此事不妥。这空间传送装置可是国之重器，理当归我们帝国管辖，其收益也自当充入国库之中。是的，陛下，这矿件传送装置太过于重要了，怎么可以把这装置的收益权交到个人的手中呢？陛下，要不这样吧，我们让财政署出资，从天意大公的手中购买这空间传送装置的设计图纸。听着臣子们的劝诫，陈胜不动声色的悄然叹了一口气。这些人不知道秦风的真实身份，他这个做皇帝的却是知道的。他清楚，只要他对秦风的提议说半个不字，秦风就真的敢带着空间传送装置走人。毕竟秦风可是异人啊，还是无数异人之中的佼佼者，是刚刚降临这个世界不久，实力就堪比帝国守护者的强者。对于这种层次的异人，能不招惹就尽量别招惹，要是惹得他不高兴了，老陈家的皇位估计都不一定能保得住。想到这里，陈胜摆了摆手，开口对着场中的一众大臣说道：好了，这件事儿我已经做了决定了，分成的问题就按照北京大公的意思去办吧。另外，再知会财政署，让他们全力配合天意大公的工作，尽快用这空间传送装置去替代所有非大型的传送阵。话音落下，一道系统提示音在清风的耳边响了起来：叮咚，你已经接到了枫叶帝国皇帝陈胜发布的任务，为各大城市装配传送装置，史诗级，请尽快完成本任务。听着耳畔的提示音，秦风淡笑着点了点头，对着陈胜道：谢陛下。决定好了分成方案之后，秦风便安排了海瑟薇代表他自己跟帝国的一众官员商谈实施步骤。而后，秦风又在书房里逗留了一会儿，和皇帝扯了些家长里短，并催促了一下打款进度。等到皇帝乏了，秦风便离开了皇宫，回到了自己的领地，继续开始建设领地。回到了领地之后，秦风打开了自己的背包，查看起了这些时间得到了极品收获：神力结晶 X3， 神秘石头，随机材料宝箱，孵化器制作图纸，赤岩装甲制作图纸，1倍金币收益增幅卡，科摩拉多巨龙制作图纸，科摩拉多巨龙的毒囊，塔格拉玛的能量核心，塔格拉玛的灵魂结晶，月之精粹。除了这些材料、图纸、道具、宝箱之外，秦风还从母老虎那里弄来了2只成长高达9星的宝宝，以及被他占领的10几个矿洞。看着这些战利品，秦风开始思考如何将这些东西利用到极致。神力结晶和那颗神秘的石头，秦风准备先留着，看看未来能不能有机会把这俩东西给利用上。塔格拉玛给出来的2个神奇材料也需要保留着，以后有了足够的材料，并找到可以打造神器的锻造大师之后，就可以给斩龙之刃弄一把饲料。科摩拉多巨龙的制造图纸以及科摩拉多巨龙的毒囊，秦风则是找机会准备卖给教廷换点钱。孵化器图纸和赤焰装甲的图纸，秦风则是准备将之交给海瑟薇，给这个工具人找点事儿干。金币卡秦风也准备留着，留到国战开启，拿下大量城市，开始搜刮之时再使用。盘算到这里，秦风如今可以动用的就只剩下了月之精粹和20几个神级材料宝箱。想到这里，秦风直接打开了他所有的随机材料抽取宝箱。神级，叮咚，你获得神级武器锻造材料染血龙牙。叮咚，你获得神级建筑材料卡莫拉之石 X456。叮咚，你获得神级建筑材料月之精粹 X12213。叮咚，你获得神级材料纳施尔金属 X514。叮咚，你获得神级强化材料神级强化石 X1654。一道道提示音炸响在秦风的耳边，看着眼前的收获，秦风感觉不亏。这次开箱子，秦风一共得到了3种可以应用在建筑上的材料。秦风的领地正好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最是需要高级的材料了。这一次的开箱子，很好的补充了秦风材料的不足。开完了箱子之后，秦风便朝着领地核心所在的生命之树走了过去。此时的他已然拥有了2万多毫升的月之精粹，足够让生命之树改头换面了。很快，秦风就走到了生命之树的跟前儿，他跳上了树干，取出了月之精粹，将之全部倒在了生命之树的树干之上。月之精粹刚一接触到生命之树的树干，便被吸收得一干二净。与此同时，本就无比庞大的生命之树，居然有蹭的往上涨了好几10米。看到这里，秦风心满意足地点开了生命之树的状态栏，查看了起来。生命之树类型：建筑物，等级1，等阶建筑功能1，生产小精灵，效果使用1000金币生产出基础单位小精灵，时间消耗10秒。2，生命之泉，效果当枝叶的覆盖范围能存在着月亮井之时，可以帮助月亮井凝聚月辉，化作生命之泉，当前覆盖半径2万码。3，月之精粹的祝福，效果当前生命之树得到了月之精粹的灌溉，生命之泉凝聚速度提升 68%， 只能通过月之精粹提升。看完了生命之树的介绍之后，秦风满意的点了点头。要知道，秦风现在可是拥有着6000多口月亮井，68%的凝聚速度提升，直接就让这些月亮井变成了源源不断的恢复器。而且随着月亮井的数量的增多，这个增益的效果还会不断提升。想到这里，秦风便毫不犹豫地掏出了金币，开始对生命之树进行升级。叮咚，是否使用1000W 金币提升生命之树的等级？提升。秦风的话音落下，一道耀眼的金色光芒便从生命之树上迸发了出来。下一刻，一道提示音就在秦风的耳边响了起来。叮咚，生命之树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2，下次升级需要1000W 金币。
听到这声提示之后，秦风并没有半点犹豫，继续升级。在之前的那一番奋斗之中，秦风拿到了100多个亿的金币，足够将他领地里的建筑升级完一大半。叮咚，生命之树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3， 下次升级需要1000W 金币。叮咚，生命之树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4， 下次升级需要1000W 金币。叮咚，生命之树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10。叮咚，生命之树的等级已到达当前状态极限，想要继续升级，请使用主城建筑等阶晋升卷轴，将生命之树升级为纪元之树之后再继续。听到这声提示音过后，秦风被迫停下了升级的操作，转而看向了生命之树的面板。生命之树类型：建筑物，等级10，等阶初级。建筑功能：1. 生产小精灵，效果：使用500金币生产出基础单位小精灵，时间消耗1秒。2. 生命之泉，效果：当枝叶的覆盖范围能存在着月亮井之时，可以帮助月亮井凝聚月辉，化作生命之泉。当前覆盖半径3万码。3. 月之精粹的祝福，效果：当前生命之树得到了月之精粹的灌溉，生命之泉凝聚速度提升 68%， 只能通过月之精粹提升。4. 吞噬，效果：吞噬树木，提升1000血量恢复速度。5. 拔地而起，效果：生命之树可以站起，站起之后战力等同于90级未转职未晋升神阶的战士。6. 坐下，效果：站起之后的生命之树可以坐下，并以自身为圆心改造3万码半径内的环境。7. 战鼓，效果：生命之树存在之时，暗夜精灵秦风的战斗力提升 20%， 效果半径30万码，30万码之外开始衰减，40万码之外本效果失效。介绍：这是一棵庞大的树木，它宁静而祥和，热爱和平。看完了升级之后的生命之树，秦风只觉得这9000万没有白花。升级之前，生命之树生产一个小精灵需要10秒的时间，但现在却只需要1秒，而且生产的费用还降低了一半。单单只是这一条，便给秦风省下了大量的金币。第二的话，生命之树的覆盖面积也得到了提升，覆盖半径从最开始的2万码增长到了3万码，覆盖面积直接提升了2倍多。除了这2个原本就有的建筑效果之外，升级后的生命之树还多出了4个建筑效果。这多出来的4个效果，使得这棵古树拥有了极其强大的战斗能力。想到这里，秦风欣慰地笑了笑，而后就点开了自己的领地面板，开始疯狂升级自己的建筑物。叮咚，长者祭坛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2， 下次升级需要500W 金币。叮咚，长者祭坛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10， 下次升级需要5000W 金币，需要主城纪元之树。叮咚，猎手大厅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10， 下次升级需要5000W 金币，需要主城纪元之树。叮咚，战争古树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10， 下次升级需要5000W 金币，需要主城纪元之树。叮咚，月亮井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10， 下次升级需要500W 金币，需要主城纪元之树。花了将近40亿将自己的建筑全部升级了一遍之后，秦风就开始了疯狂爆人口。叮咚，你花了3个亿开始研发初级护甲、初级魔抗、初级攻击。叮咚，你花了3个亿招募了英雄月之女祭司、史诗森林守望者、史诗级复仇之魂、史诗级正在招募中。叮咚，你花了5亿生产了100W 个小精灵，正在生产。你的月亮严重不足，当前还需要4000座月亮井10级。叮咚，你花了7亿生产了7万个女猎手，钻石正在生产。叮咚，你花了20亿制造了4000个月亮井。叮咚，你花了20亿将4000个月亮井升级到了10级。叮叮当当的提示音响起，秦风的金币像遇到烈日的积雪一般迅速消融。看着自己所剩无多的钱袋子，秦风莫名就有些失落。领地流玩法就是这样，在领地势力没有成型之前无比的烧钱，可一旦领地的人口和科技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就能为玩家带去极其恐怖的收益。想着未来带领着自己的将士们征战四方，秦风心里的滋味而顿时就不那么的难受了。想到这里，秦风静静地看着自己的领地，等待着士兵和英雄的出现。10几分钟过后，秦风的领地之中便出现了2000多个女猎手。与此同时，一连3道提示音也在秦风的耳边响起了。叮咚，你招募的英雄月之女祭司已完成了招募。叮咚，你招募的英雄森林守望者已完成了招募。叮咚，你招募的英雄复仇之魂已完成了招募。听到这3道提示音，秦风顿时就来了精神。他跳下生命之树，快步走到了刚刚从长者祭坛里走出的3个英雄的面前。感知到秦风的靠近，这3个英雄便毫不犹豫地单膝跪下，冲着秦风齐声道：“参见主人！”看着面前3个身材火辣到极致、容貌美艳的仿佛天仙的精灵，秦风满意的点了点头，让他们站了起来。而后，秦风便打开了探查之眼，查看起了这3个女英雄的信息。月之女祭司泰兰德，等级75级，等阶史诗阶，血量600W，攻击力22W，防御力13000。技能：大师级弓箭精通，高级防御，高级闪烁，高阶战斗本能，高阶战争意识，月神之剑，强击光环，跳跃，4个充能点数，群星坠落，法力燃烧。介绍：玩家天意招募的英雄，绝对忠诚的天意，可以为天意奉献出自己的一切。森林守望者萨勒芬妮，等级75级，等阶史诗阶，血量680W，攻击力24W，防御力12000。
技能：大师级法杖精通，高级防御，高级闪烁，高阶自然亲和，高阶战斗本能，传送，召唤树人，闪电链接，宁静，荆棘光环。介绍：玩家天意招募的英雄，绝对忠诚的天意，可以为天意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复仇之魂，卡莎。等级75级。等阶史诗阶。血量 720W。攻击力 28W。防御力15000。技能：大师级匕首精通，高级防御，高级闪烁，高级隐匿，高级前行，洞察，高阶战斗本能，模糊，挚爱匕首，奔刺解脱。介绍：玩家天意招募的英雄，绝对忠诚的天意，可以为天意奉献出自己的一切。查看完了这3个英雄的信息之后，秦风满意的点了点头。对于他来说，这3个英雄属于是随便就能捏死的那种，但是对于神域大陆绝大部分的 NPC 以及当前版本的玩家而言，这3个英雄的属性已经高得有点吓人了。不过由于秦风的军团还没有完全成型，还不具有开启国战的资本，想要看到这3个英雄真正展现出实力，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于是乎，秦风便给这3个英雄安排了任务，让他们带着生产出来的那些个女猎手去巡视自己的领地，并帮助小精灵们把那些没有送回基地的宝石、金矿给送回基地来。弄完了这些之后，秦风就开始思考起了到哪里去搞钱。经历了一波建筑升级和爆人口之后，秦风兜里已经没有几个钱了。老皇帝和陈天阳的资金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到位的，想要继续发展领地，拥有足够发动国战的力量，秦风就必须要找到一个能快速刷金币的办法。想了一会儿之后，秦风便想到了一个只有他能够做到的法子。在游戏的中后期，顶尖玩家们为了快速升级，都会去往9大地窟刷怪。和秦风之前遇到的那些未成长起来的地窟不同，9大的窟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了。在过去的无数年时间里，9大地窟侵蚀了大量神域大陆的空间，将地窟通道另一头的前哨基地扩大了很多倍。大量的地窟魔物聚集在这些前哨基地之中，并围绕着通道核心所在建立起了一个个的城市和据点。为了对抗的窟魔物，不让这些魔物出现在表世界，加速对表世界的侵蚀，5大帝国纷纷派遣了军团，在这9大通道之中建立起了战争堡垒，和地窟的魔物们打起了阵地战。建立好了战争堡垒过后，为了吸引更多的强者进入地窟之中屠杀魔物，各大帝国的战争堡垒都会发布非常多的战争任务。完成了这些战争任务过后，玩家们不仅能获得经验值、功勋值，还能得到巨量的金钱。想到这里之后，秦风决定先去地窟通道内把这些战争任务给清了，把战争任务的报酬弄到手，然后再把地窟内的前哨基地给端了，最后再拿着自己的战绩跟老皇帝要钱，顺便再说服他想另外4大帝国开战。至于开战的理由，秦风已然帮老皇帝想好了。我们枫叶帝国决定帮你们清理境内的地窟，麻烦放行。什么？不放？那就没啥好说的了，开战吧。想到这里之后，秦风便使用空间传送装置先传送到帝都，而后又利用传送魔法阵赶到了枫叶帝国边境的要塞城之中。这座要塞城坐落于枫叶帝国与风暴帝国的边境之上，而在这座城市西边不远的地方，就是9大通道之中唯一一个挨着枫叶帝国的通道。从300年前开始，为了对抗来自地窟的危险，神域大陆上的5大帝国签订下了和平协议。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整个大陆的局势还处于平稳状态之中。不过秦风却是知道这种平稳状态持续不了多久了，即便没有他的存在，这几个帝国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因为一件镇国神器而爆发规模恐怖的国战。届时整个华夏大区的玩家都会被卷入到其中，为各自归属的帝国而战。到了那个时候，整个游戏的玩法就会发生巨大的改变，从之前的接任务、刷怪变成国战，杀敌对势力玩家，杀敌对势力 NPC， 攻占城池，扩大领地。而在这大区内战结束之后，玩家们就会迎来真正恐怖的大区与大区之间互殴的顶级国战。想象着未来即将爆发的大区国战，秦风嘴角顿时就勾起了一抹淡淡的微笑。这一世，由于有他的推动，华夏大区内部的国战将会提前到来。与之相应的，大区与大区之间的顶级国战也会在华夏大区国战结束之后不久顺理成章的开始。想到这里，秦风便走上了城墙，看向了要塞城外不远的地窟通道。这地窟通道位于要塞城的西边，距离大概有7到8公里。计算好了距离之后，秦风双腿微屈，开始蓄力。下一刻，只听得砰的一声，秦风便如同炮弹一般从城墙上射了出去，直直的飞向了地窟镇守大营。完成弹射起步之后，秦风的速度变得非常之快，不到3秒钟的时间，秦风便从要塞城的位置飞到了地窟镇守营地之中。没有暴血，速度下降。刚一进入营地的范围，还未等秦风落到地面之上，系统的提示音便无比及时的在秦风的耳边炸响开来。叮咚，你已经进入了枫叶帝国的边境，请玩家小心，进入此地之后，杀人将不再有红名值。听到这一声提示音，秦风淡淡一笑，他是在乎红名值的人吗？早在他把那些个主城玩家全部击杀到付经验的那一刻，秦风的名字就已经红得不能再红了。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就他现在这实力，别说玩家了，就算让全神域大陆复苏了的神阶之上人物一起上，都不一定能够弄死他。想到这里，秦风便改变了方向，直接落到了地面之上。伴随着砰的一声巨响，秦风砸起了漫天的烟尘。觉察着营地之中的异动，负责看守的士兵瞬间就围拢了过来，举着手中的长矛对准了烟尘之中秦风所站的位置，大声呵斥道：“什么人？出来！”看着这些敬业的士兵，秦风不动声色，从背包之中掏出了自己的公爵令牌，往士兵堆里一丢。看到这闪闪反光的令牌，围着秦风的士兵顿时就是一愣。而当他们看清了这令牌上的徽章之后，他们则是瞬间就放下了手中的武器，无比激动的单膝跪倒在了地面之上。
参见北境大功。短短6个字，被这群士兵吼出来之时，却有着震天动地的效果。在秦风斩杀万欧内斯特之后不久，他的威名便已然传递到了这边境上的镇守大营之中。得知了秦风的伟业之后，大营之内所有的士兵都把秦风当成了自己的偶像。如今偶像降临到了镇守营地，他们又如何能不激动？起了吧！诺！众人起身之后，一个领头的士兵走到了秦风的面前，无比忐忑地问道：“大公此次赶往镇守营地，是有什么事吗？”听到这话，秦风点了点头，直接说道：“我要进入的窟清理魔物，给我权限令牌。”此话一出，领头士兵的眼睛顿时就更亮了。很显然，他的期望并没有落空，他也不登记了，直接就从兜里掏出了一个权限令牌，恭恭敬敬地放到了秦风的手中。而后，领头士兵缓步往后退去，退到6、7步之外后，他拱手高声道：“祝北境大公得胜归来。”此话一出，剩下的那些个士兵也反应了过来，知道了秦风这是要去的窟之中帮助他们清理魔物。一瞬间，他们的眼睛就红了。镇守这么多年以来，秦风是他们见过的为数不多到达这镇守营地的帝国高层，而在这些少之又少的高层大佬之中，愿意进入的窟以身涉险的，更是只有秦风一人。激动之下，士兵们也跟着他们的队长一起吼道：“祝北境大公得胜归来！”听到这些祝愿，秦风淡淡的点了点头，而后便拿着令牌朝着的窟通道走去了。看着秦风离开的背影，士兵们激动得面红耳赤。北境大公果然和那些只知道镀金的2代不一样，一来这镇守营的就要去杀魔物。我要是能成为北境大公的兵就好了，我想跟着他去打魔物。我也想，哪怕死了都想。听着身后的窃窃私语，秦风的嘴角抽了抽。凭这些人的实力，魔物肯定是打不了了，一上去就是在送菜。但是打一打其他4个帝国还是比较轻松的。想到这里，秦风便准备镇压了这个地窟之后，再跟皇帝老子要一个国战指挥官的官职来，带着这些士兵去征战4方，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建功立业。想着想着，秦风就到达了低空通道之前，他掏出令牌，走进了地窟通道。叮咚，你已经到达了007号通道。听到这声久违的提示音，秦风直接就朝着眼前的战争堡垒看去。和外面那简陋的镇守营地不同，眼下的战争堡垒无比的恢宏大气，东南西北4个方向的城楼之上都矗立着成百上千座的魔法大炮，整个堡垒的城墙之上还刻画着繁复到极致的魔法回路，浓郁的魔法能量在这些回路之中游走着，不断加固着这座战争堡垒。此时，无数装备精良的士兵在这堡垒之中来回走动着，一边走一边探讨着打听来的消息。听说了吗？魔物们在1023号区域建立的据点已经被风暴帝国的人给摧毁了。真的？他们前些天不是还被压着打，差点连阵的都丢了吗？怎么可能吃得下1023号据点啊？据我所知，在哪儿镇守的魔物可是有1万多头啊！我还能骗你不成？拿下自然是拿下了，不过他们的损失也挺大的，阵亡率在40%之上。40%？他们当官的脑子抽了吧？哎，这你就不懂了吧？每次有这种阵亡率发生，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别卖关子了，快说吧。还能说明什么？只能说他们运气差，又遇上那些跑来通道镀金的2代了呗。啊，2代们不是都不下通道的吗？那是正常的2代，林子大了，总有几个2代脑子不好使，总觉得自己天下第一，魔物都是垃圾。哎，真替风暴帝国那些当兵的感到惋惜，遇到这种2代纯属造孽。你就别惋惜了，好好提升实力吧，说不定哪天这种好事儿就得出现在你我身上。听着2个小兵的谈话，秦风从这之中捕捉到了一个极其关键的信息，也就是此时的007号通道之内存在着一个风暴帝国的2代，这也就意味着秦风说服枫叶帝国皇帝开战的几率又能增大积分。想到这里，秦风的脸上顿时就浮现出了一抹满意的笑容。丰富好了自己的国战计划之后，秦风也没有在初始地点多做逗留，他径直走向了堡垒之中的枫叶帝国军团总部。很快，秦风就根据前世的记忆抵达了军团总部所在的位置。抵达此处之时，一个中年士官模样的男子便走到了秦风的面前，质问道：“你是什么人？我为何没有见过你？来这里干什么？”听到这句话，秦风也没有发火，只是拿出了自己的公爵令牌，一下又一下的拍打着中年士官的脸。看着秦风手中的公爵令牌，中年士官脸色大变。待到秦风停手之后，他便无比顺从的矮下来身子，恭敬道：“卑职参见北境大公。”看着这中年士官前去后恭的模样，秦风淡淡一笑：“从现在开始，所有 S 级以上的战争任务我领了，没有意义的话，就去把那些战争任务撤下来吧。”此话一出，中年士官顿时就变了脸色，但是由于身份地位上的巨大差距，他根本就无法对秦风的要求提出半点质疑。一阵思量过后，中年士官点了点头，听从秦风的话，将所有的 S 级以上的任务都给撤了下来，并交到了秦风的手中。士官做完这一切的时候，系统的机械提示音也在秦风的耳朵边上响了起来。叮咚，你接受了 S 级战争任务，摧毁地窟魔物1897号据点，建议等级75级。叮咚，你接受了 S 级战争任务，摧毁地窟魔物0231号据点，建议等级75级。叮咚，你接受了 SS 级战争任务，摧毁地窟魔物012号战争堡垒，建议等级85级，建议玩家人数18人。叮咚，你接受了 SSS 级战争任务，阻击的枯赤血军团，建议等级90级，建议玩家人数30人。听着耳畔的提示音，秦风也不理会面前的中年士官，提着斩龙之刃就朝着战争堡垒之外而去。一边走，秦风一边点开了这次接取的任务，查看了起来。阻击地窟赤血军团，建议等级90级，建议人数30人。等级 SSS。
任务介绍：地窟赤血军团隶属于地窟领主赤血炎龙，这支军队无比的精锐，是赤血炎龙的嫡系队伍。如今，对方正朝着枫叶帝国战争堡垒进发，请玩家阻击这支军队，为战争堡垒的守军争取时间。任务目标：1. 阻击赤血军团；2. 拖延赤血军团12个小时。任务成功奖励：1. 5亿金币；2. 500亿经验值。任务失败惩罚：枫叶帝国威望下降 50%。任务限制无。介绍：如果你可以抵挡住赤血军团的前进，你将会成为枫叶帝国的英雄。去吧，他们就在 K18 区域附近。看完了这个任务的介绍之后，秦风直接就在自己的地图之上 K18 区域显示的位置打上了标记。而后，秦风便放大了 K18 区域的地图，猜测起了这支军队的行踪。片刻功夫过后，秦风就发现了一个赤血军团可能会出现的位置，那是风暴帝国的一个据点，据点里有着将近2万多人。对于的枯魔物而言，人类就是最为可口的血食。这些魔物既然已经到达了，而 K18 区域就没有理由不去吃下这块肥肉。想到这里，秦风便收起了地图，朝着风暴帝国据点所在的位置过去了。得益于秦风那堪称恐怖的敏捷数值，秦风的移动速度极其的恐怖。仅仅只是10几分钟过后，秦风就跨越了300多公里的距离，来到了一处峡谷之中。到达了这处峡谷之后，秦风顿时就感觉到了些许的不寻常味道。眼前的峡谷地势非常的险峻，且是风暴帝国据点那些士兵们想要退回战争堡垒的必经之地。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却没有一个暴风帝国的人在此地驻守，或者说驻守在此地的那些风暴帝国的士兵已经被地窟的魔物给清理掉了。想到这里，秦风直接展开了自己的精神力，查看起了四周的情况。一查之下，秦风顿时就发现了几个蹲守在峡谷山崖上的地窟士兵。感知到这些士兵之后，秦风并没有选择直接动手。这并非是秦风害怕了这群士兵，而是担心鲁莽行动会把赤血军团的大部队给吓跑。调动精神力，确定好了这些士兵的方位之后，秦风召唤出探查之眼，查看起了其中最为高大的士兵的信息。赤血军团056号侦察兵小队队长，等级88级，等阶史诗阶，血量711726W 711726W， 攻击力560W， 防御力124W， 技能次神级防御、次神级抗性、次神级恢复、次神级战斗技能超感知、弱点解析、高级前行、高级闪烁、高级战斗精通、战鼓、大师级匕首精通、背刺、暗影突袭。介绍：赤血军团最为精锐的侦察兵小队的队长，拥有着极其强大的战斗能力。看完了这个地窟魔物的信息之后，秦风顿时就兴奋了起来。眼下，赤血军团的精锐侦察部队已经出现在了这里，那就意味着赤血军团的大部队肯定离此地不远，且他们此次行动的目标多半还就同秦风猜想的那般，是据点里的那些个风暴帝国的士兵。想到这里之后，秦风淡淡一笑，装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继续赶往风暴帝国的据点。秦风很懒，他想一锅端。然而流水有意放过落花，落花却偏偏要作死。在秦风朝着风暴帝国据点所在的方位奔行之时，一个个人形魔物睁大眼瞪小眼的思量着斩杀计划。队长，好像只有一个人，要不要弄死他？峡谷一侧的山崖之上，一个小兵模样的侦察兵对着他的队长说道。听到这句话，侦察兵队长的眼中顿时就露出了一抹嗜血的凶光。不着急，等他再深入一点，我们再动手。传下去，等着厮深入包围圈之后再动手。话音落下，山崖之上的侦察兵们纷纷动了起来，一边通过通讯工具给峡谷另一头的队友传讯，一边悄悄地跟着秦风。几分钟过后，奔行在峡谷之中的秦风突然就感觉到了一阵一样的能量波动。循着能量波动传来的地方看去，秦风瞬间就看到了一门门正在汇聚能量的防守巨炮。那是暴风帝国留在这山崖之上的巨炮，这巨炮本是用来对付追击的魔物的，但此刻这门巨炮却是在地窟魔物的操控之下，将炮口瞄准了身为人类的秦风。看着这黑洞洞的巨炮，感受着炮口之上不断汇聚着的能量，秦风顿时就烦躁了起来。在他的本来的计划之中，这些地窟的侦察兵骑士不会死得太早，至少也得等到秦风发现了赤血军团大部队所在的确切位置之后，他才会对这些侦察兵们动手。然而对于秦风的好意，这些魔物却是毫不领情。不领情也就算了，他们还想要自己拙劣的操作和下犯的战力活活撑死秦风，这还能忍？一念及此，秦风也不准备留这些侦察兵的活口了。只见他先是开启了猩红之力，而后便提起斩龙之刃，狠狠往前一斩。在刀刃落下的那一刹那，秦风瞬间发动了斩龙闪，传送到了一个地窟魔物的身后。此时的这个魔物侦察兵正操控着手中的魔法巨炮，兴奋的不停发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异动。而当他发现瞄准镜之中的秦风消失不见，觉察到心底升起的异样感觉之时，锋利无比的斩龙之刃已然划破了他的皮肤，小开了他的筋肉，切断了他的骨头。唰的一声，一条粗大的血线从魔物侦察兵的身体之上爆出，与之相应的一道赤红的伤害数值条也从他的脑门之上飘了起来。2125W， 魔物吃痛，顿时就想要大叫出声。然而他嘴巴张开的速度怎么能比得上秦风挥刀的速度？只听得嘘嘘嘘嘘嘘的利刃入肉的声音响起，伴随着一道道爆发出来的赤红伤害数值条，这个地窟魔物瞬间就被秦风切削斩杀成了8段。叮咚，你击杀了史诗阶75级赤血军团精英侦察兵，你获得2亿经验值。听到这声提示音之后，秦风提着斩龙之刃竟直便冲向了另外的几个魔物。由于秦风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剩下的这些个魔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伴被秦风杀死，根本就来不及做出任何的反应。即便是在秦风斩杀完了他们的同伴，
提着刀朝着他们冲来之时，他们依旧没有反应过来。嘘嘘嘘嘘，炽烈的刀光再度闪烁而起，带起了一道道温热的血浆。赤红的伤害数值条伴随着响在秦风耳边的击杀提示，此起彼伏，前赴后继。叮咚，你击杀了史诗阶75级赤血军团精英侦察兵，你获得1亿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史诗阶75级赤血军团精英侦察兵，你获得1亿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史诗阶75级赤血军团精英侦察兵，你获得1亿经验值。不到2秒的功夫，山崖之上的地窟侦察兵就只剩下了侦察兵队长一只。看着眼前这恐怖至极的男人，侦察兵队长吓得腿都软了。这并非只是因为秦风那恐怖到了极点的战斗能力，更是因为这个侦察兵认出了秦风的身份，知道了眼前的这个男人正是在地窟世界里传得沸沸扬扬的那个凭借着一己之力毁灭了整整2个地窟军团的绝代杀神。想到这里之后，侦察兵队长顿时就失去了反抗的信心。只听得扑通一声，双膝发软的他就直接栽倒在了地上。看着眼前这个前一刻还想着对他动手，现在却变成了一滩烂泥倒在了地上的地窟魔物，秦风莫名就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他妈也没用称号效果呀，他咋就倒了呢？算了，不管了，砍了再说。一念及此，秦风二话不说，提起斩龙之刃，朝着地上瘫着的侦察兵的脖子就来上了一刀又一刀。2125W， 2125W， 2125W。叮咚，你击杀了史诗阶88级赤血军团056号侦察兵小队队长，你获得3亿经验值。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47级，你获得了600个自由属性点。之前手杀塔格拉玛达成成就之时拿到了1000亿经验值，加上之前杀怪的够1级。嘘嘘嘘的刀光闪动，一道道伤害数值条跳出。片刻之后，眼前这个侦察兵便倒在了地上，变成了一具死的不能再死的尸体。和之前那2次地窟之行不同，此时的秦风有着充足的时间去收捡地窟魔物爆出来的那些个战利品。叮咚，你获得了史诗级武器赤血战刃。叮咚，你获得了史诗阶装甲赤血军团的制式战甲。叮咚，你获得了史诗阶战靴赤血军团的制式战靴。叮咚，你获得了传说阶武器赤血战刃 X17。叮咚，你还偶尔了传说阶装甲赤血军团的制式战甲 X13。叮咚，你获得了传说阶战靴赤血军团的制式战靴 X14。叮咚，你获得了金币1256枚。叮咚，你获得地窟特有物资魔能石 X12156。看到自己此行的收获，秦风嘴角顿时就勾起了一抹笑容。对于现在的秦风而言，装备的意义就是用来换钱或者是分解成为材料的。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秦风并没有太过于在意这些东西。在此次收获的战利品之中，秦风最为在意的是那1万多个魔能石。这种石头是地窟里特有的资源，不仅能够给玩家或 NPC 使用，迅速恢复玩家或 NPC 的状态，还能用来制造装备、制造建筑以及生产战斗单位。其中最为令秦风心动的作用，就是用来生产战斗单位。使用了魔能石生产的战斗单位，都能拥有一定的几率获得远超过本身的续航能力。想到这里之后，秦风对于与赤血军团的亲切会面更加期待了。收拾完了战场之后，秦风朝着暴风帝国据点的位置继续前进。在秦风离开之后不久，一队魔物侦察兵便出现在了这处山崖之上。感受着手上印记的跳动，带头的那个侦察兵确定了此处就是惨案发生的地点。看着山崖之上倒得横七竖八的魔物，带头的侦察兵脸色顿时就难看了起来。缓了一阵之后，新来的侦察兵队长对着手下说道：“查看一下周围还有没有活着的。”是。小兵们齐声答应，而后便分散了开来，搜查起了活口。然而搜查了几分钟之后，这些魔物终究是没有发现半个依旧存活的士兵。他们脸色难看至极的回到了队长的跟前儿，回报道：“报告队长，未曾发现活口，056小队所有的成员均被斩杀掉了。此外，根据他们的伤口判断，击杀他们的人是同一个人，且手段极其的凶残，杀力非常的强，等级至少都有90级。”话音落下，队长的脸色顿时就难看了起来。无论是地窟魔物还是表世界的人类，90级都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一旦通过了转职，就能够晋升到神阶，成为万万亿神灵之上的强者。想到这里，队长立刻就闭上了眼睛，检索起了空气之中是否存在着权柄的遗留痕迹。经过一番查探之后，队长长出了一口气。在他的查探之中，现场并没有存在任何权柄发动的遗留痕迹，这也就意味着实施暴行的那个人类，其实力并没有达到神阶的层次。不到神阶，居然敢如此肆无忌惮地屠杀我们的兄弟，你在找死！侦察兵队长眼神瞬间就变得无比的冰冷，厉声道：“给总队长发讯息，请求支援。这一次，我们务必要把这个恶徒留下。用他的鲜血祭奠我们的同胞。”话音落下，旁边的魔物点了点头，非常熟练地打开了通讯装置，将此处的信息发回了总部。发完求助讯息之后，这队士兵便朝着秦风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话分两头，再说回秦风，杀完了那些个侦察兵之后，秦风便再也没有遇到任何的阻碍，非常顺利的就来到了风暴帝国原本的驻地。抵达了此处之后，秦风便看到了一片片正燃烧着烈火的废墟。很明显，这个据点已经被赤血军团的魔物给光顾过了。看到这里之后，秦风3步并作2步，朝着据点之中的军需处就走了过去。他准备捡点漏，碰碰运气。很快，秦风就到达了他的目的地。此时的军需处已经变成一片废墟，两脚踢开横七竖八的建筑废料之后，秦风便看到了储存军需用品的储存节点。叮咚，恭喜玩家发现了暴风帝国的军需储存点，是否消耗100万金币提取此节点之中的物品？提示：此行为有极大的风险，请玩家慎重考虑。听到这2声提示音，秦风淡淡一笑，丝毫不在意。
直接就花了100万金币，选择了提取。叮咚，你消耗了100万金币，你获得了压缩梁 X115642罐，你获得了暴风帝国制式战甲 X12215，你获得了高级药剂 X13544瓶。看着自己的收获，秦风欣慰地笑了笑，并在心中给风暴帝国的那些个败兵们上香。搜刮完了军需处理的物资之后，秦风便循着风暴帝国败兵退走的痕迹，准备追过去。可就在这时，一队地库的侦察兵却是出现在了秦风的感知范围之中。赶到这些个前来送菜的地库魔物之后，秦风二话不说，提着斩龙之刃就冲了上去。还未等这些个地库魔物反应过来，秦风便已然冲到了他们的跟前儿。轰！炽烈的血气从秦风的身体之中爆发了出来。秦风瞬间就获得了猩红之力的加持，得到了真实伤害的能力，以及500%的攻击力提升。开启了猩红之力后，秦风便开始疯狂挥刀。嘘嘘嘘嘘嘘 !2125W 2125W 2125W 叮咚！你击杀了史诗阶75级赤血军团精英侦察兵，你获得1亿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史诗阶75级赤血军团精英侦察兵，你获得1亿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史诗阶75级赤血军团精英侦察兵，你获得1亿经验值。在秦风恐怖到极致的伤害能力之下，秦风身周的地库魔物顷刻之间就被秦风给杀干净了。看着如杀神一般肆意屠戮着自己部下的秦风，侦察小队队长顿时就陷入了无穷的恐惧之中。诚然，如他猜测的那般，秦风却是没有晋升到神阶之上。但是就秦风这附带着真实伤害能力的攻击，再加上那足以让加藤老师都汗颜的攻击速度，其战力不知比神阶之上的存在高出了多少。更为恐怖的是，这个小队长还从秦风的战斗方式之中看出了秦风就是那个名震整个地库世界的军团毁灭者，是足以媲美顶尖地库领主的绝代强者。想到这里，小队长也不管其他人了，转身就要逃跑。他必须把秦风出现在这里的信息传回军团，告诉自己的领主秦风的踪迹。然而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秦风案板之上的咸鱼，根本就没有逃跑的可能。还没有跑出去2步，小队长就感觉到了一阵恐怖的劲风从身后转了过来，根本来不及转身防御，小队长便被秦风捅了一个透心凉。2125W 赤红的伤害数值条在小队长的脑袋之上爆出，与之相随的还有猛烈喷发而出的血液。紧接着，秦风那恐怖的攻击速度再度显现，只听得哗啦一声，斩龙之刃被秦风从小队长的身体之中抽出，而后便是嘘嘘嘘嘘的劈砍之声。在秦风的攻击之下，小队长的身体就像是一块破布一般，顷刻间就被撕成了一地的碎屑。叮咚！你击杀了史诗阶89级赤血军团027号侦察兵小队队长，你获得3亿经验值。听着这最后响起的提示音，秦风扭了扭脖子，开始收捡战利品。叮咚！你获得地库特有物资魔能石 X27845。叮咚！你获得了史诗阶武器赤血长剑。叮咚！你获得了史诗阶装甲赤血军团的制式战甲。叮咚！你获得了史诗阶战靴赤血军团的制式战靴。叮咚！你获得了传说阶武器赤血战刃 X13，赤血军团的制式战甲 X17，赤血军团的制式战靴 X8。叮咚！你获得了金币1256枚。听着耳畔响起的这一道道系统提示音，秦风非常满意自己的收获。除开那些个装备不论，这一次他足足拿到了2万多颗魔能石。很显然，027号小队比之前遇到的那个056号小队要富裕得多。要是再来点就好了，这数量还是有点少啊。秦风一脸期待地想着美事儿。下一刻，还未等秦风心中的期待凉下去，一大批足足2000多个地库士兵便出现在了秦风的感知范围之中。这些人正是027号小队叫来的前菜。感知到了这些赶来的地库士兵之后，秦风淡淡看向了地上躺得7拐8歪的027号小队队员的尸体。如果这个时候他的手里有高香的话，他肯定要给这些人请2柱。想到这里之后，秦风也不着急，就在原地等待起了地库魔物的到来。另一边，在秦风决定原地等待守株待兔之际，一个将军模样的地库魔物意气风发的指着还没有凉透的战场的方向，朝着自己的手下说道：敌人就在眼前，赤血军团的战士们，让我们把恐惧带给他。好啦！2000多个地库魔物喊声震天，咆哮着就朝着秦风所在的位置冲了过去。片刻功夫过后，他们便出现在了战场之上。抵达战场之后，这些地库魔物无比惊讶地发现，战场之中还站着的只有一个人类。这个人类看起来无比的凶恶残暴，他手上拿着的那把武器更是沾满了他们同胞的鲜血。见到鲜血之后，地库魔物们嗜血的本能瞬间就被调动了起来，他们吼叫着就朝着秦风冲了过来。秦风也不动弹，就那么简简单单地站着，仿佛被这场面给吓破了胆。看到这一幕，魔物将领心中顿时就升起了鄙夷之情。027号小队真特么的废物，这么怂的敌人都搞不定，居然还敢自称精锐，丢死个魔了！一念及此，魔物将领也不矫情，直接就来了一个弹射起步。轰！巨大的气浪扰动起了地上的尘土，形成了一个圆锥形的飓风，旋转着就砸向了秦风。看着如此着急找死的地窟魔物，秦风非常慷慨地抽出了斩龙之刃，奖励了对方一个下劈。哗的一声，刀刃落下，无比精准地砸在了魔物将领的脑袋之上。是的，这并非是砍，而是砸。啪的一声，魔物将领瞬间就被秦风砸到了地面之上。2125W 砍翻了魔物将领之后，秦风非常讲武德地提着刀继续砍。嘘嘘嘘嘘 212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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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咚，你击杀了史诗阶87级赤血军团万夫长拉克西姆，你获得3亿经验值。提示音响起的那一刹那，拉克西姆顿的尸体已然被秦风分成了好几十段。之所以不是8段，主要是因为这个地窟魔物属实有点经不住砍，再加上秦风的手速确实有点快，
一个不注意就打碎了秦风将其分成8段的完美设想。看到自家将军被眼前这恶魔一样的人类给砍成了渣渣，2000多个地窟魔物顿时就无比整齐地停下了脚下的步子，以远比来时还要快的速度朝着后方退去。想跑，看着眼前狼狈后撤的魔物，秦风手指一勾，地面上的鲜血便汇聚成了150把猩红之刃。下一刻，这些猩红之刃斩破了空气，带着长长的尾气，朝着魔物们的后背的捅了过去。嘘嘘嘘嘘嘘，一道道让人牙酸的利刃入肉的声音响起，后撤的魔物队伍就像是遇到了灼热日光的冰雪一般，一层一层的消融了下去。叮咚，你击杀了传说阶地窟士兵，你获得500W 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传说阶地窟士兵，你获得500W 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传说阶地窟士兵，你获得500W 经验值。几秒钟过后，秦风的面前便再无任何一个站着的地窟魔物。弄死了这个杂兵之后，秦风开心地搜集起了自己的战利品。片刻功夫过后，秦风又拿到了一堆的装备以及7万多颗魔能石。做完了这些事情之后，秦风再度打开了自己的任务面板，查看了起来。在他的记忆之中，这种战争任务是可以因为一些特殊原因而发生改变的，譬如将阻击改成击杀，譬如将敌挡改成毁灭。此刻，秦风已经杀了2000多个地窟魔物了，按照惯例，阻击任务也应当被替换成了毁灭任务了。想到这里，秦风便点开了当前任务的介绍，查看了起来。毁灭地窟赤血军团，由于某个不稳定因素，不再能为玩家添益提供建议。等级 SSSS。 任务介绍：地窟赤血军团隶属于地窟领主赤血炎龙，这支军队无比的精锐，是赤血炎龙的嫡系队伍。如今对方正朝着枫叶帝国战争堡垒进发，请玩家毁灭这支军团，重振人类文明的荣耀。任务目标：1. 毁灭赤血军团。2. 实现24小时。3. 额外任务：击杀赤血军团统领、地窟领主及生物赤血炎龙。注释：此任务难度极高且无比危险，请玩家谨慎选择。任务成功奖励：1. 5亿金币。2. 500亿经验值。3. 额外任务奖励：斩杀了赤血炎龙之后，100%获得赤血炎龙的能量核心以及灵魂结晶。注释：额外奖励虽然丰富，但完成难度极高且无比危险，请玩家谨慎选择。任务失败惩罚：枫叶帝国威望下降 50%。任务限制无。介绍：赤血军团正在攻打枫叶帝国 K07 区域的据点，请玩家火速赶赴该区域，完成本任务。点开了任务的介绍之后，秦风直接就发现了信息的变化。同他预料的那般，由于他的屠杀，使得这个阻击任务变成了难度更高的毁灭任务。唯一有些让秦风感到意外的是，赤血军团的移动速度居然那么的快，此时居然都已经开始围攻枫叶帝国的据点了。想到了这里之后，秦风打开了地图，测算起了自己的位置和枫叶帝国据点之间的距离。两地之间隔着差不多有1000多公里，在不开启暴血的情况之下，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秦风就能到达了。要赶快了，迟了让那群废物把怪放跑了，可就不好了。想到这里，秦风也不耽误时间，收起斩龙之刃过后，秦风就朝着据点所在位置赶了过去。然而，没等秦风跑出去几步，迎面便撞上了一支身着风暴帝国军服的士兵。看到这一幕，秦风也分不清楚自己的运气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早在秦风从那2个小兵的口中得知，这个地窟通道之中有着一个风暴帝国的2代之时，秦风就决定好了，要利用这个2代搞点事情出来。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在秦风还没有想好方法引导这个2代上钩之时，他好巧不巧的就遇上了风暴帝国的军队。一时间，秦风顿时就变得犹豫了起来，毕竟见面就弄死别人，属实有点师出无名。在秦风冥思苦想的时候，风暴帝国的将领也看到了秦风。看到秦风的那一刻，这个将军的表情瞬间就复杂了起来。因为秦风既不是地窟的魔物，也不是风暴帝国的人，能出现在这里，多半都是枫叶帝国那边的人。想到这里，将军便叫来了自己的副官：“你去问问那人到底是个什么来路，顺便再告诉他，不准把我们的败绩传出去。”是。副官拱手称是，而后便朝着秦风所在的位置走了过去。但没有等他走出去多远，从军阵之中便跑出来的一个衣着华贵的小厮，将他拦了下来。看到这个衣着华贵、鼻孔朝天的小厮之后，副官顿时就停下了前进的脚步，静静地等待着小厮的传话。我家公子说了，你不用问了，也不用警告他，只有死人的嘴巴才是最严实的。此话说完，副官的神情顿时就是一变。此前他虽然见识过那位公子的蛮横无理之处，但此刻想来却是远远低估了对方的蛮横程度。不过长官毕竟是长官，想着那位公子高贵的身份，副官也只好调转了方向，走回了军阵之中。看着从军阵之中走出，随后又走回去了的风暴帝国军人，又看了看风暴帝国军阵之中那些把长枪捏得死死的、眼神仿若要吃人一般的士兵，秦风非常容易的就从对方的态度之中品味出了一丝丝不友善的味道。拿长枪指着我，想跟我火并，哪里来的勇气？梁静茹给的？秦风的眉头淡淡蹙起，他实在是没有想通，这些人为什么会把让当成一个可以随便拿捏的人。想了一会儿，没有想通之后，秦风索性就不想了，静静的等待起了对方的反应。只要风暴帝国的人敢率先向他动手，他就有理由名正言顺的将这些人全都给宰了。在秦风思索的这阵子时间里，那名副官也走回到了军阵之中。看到副官回来了之后，领头的将军朝着副官便点了点头，而后便深吸了一口气，大声喊道：“全军出击，杀！”话音落下，风暴帝国的军队便动起来了，迈着无比整齐的步伐，朝着秦风所在的位置就冲了过来。叮咚，你已经被风暴帝国的军队标记成了击杀目标，请玩家尽快远离。听到这声提示音，秦风直接就笑了，笑容比春日的阳光还要灿烂。下一刻，秦风召唤出斩龙之刃，紧紧地握在了自己的手中，而后
秦风发动猩红之力，将自己的战力提了上去。叮咚，你发动了猩红之力，你的生命值下降10%，你获得了500%攻击力增幅，你获得了真实伤害能力，持续时间5秒。系统的机械提示音响起之时，秦风的身上蒸腾起了浓郁的血雾，将秦风改造成了一尊染血的魔神。感受着猩红之力这熟悉的力量，秦风也不犹豫，直接就发动恶了斩龙闪，瞬间就冲到了风暴帝国军阵之中。嘘嘘嘘嘘嘘 ，2125W，2125W，2125W。叮咚，你击杀了风暴帝国的士兵，你获得500W 经验值，你获得了1点的国战点数。叮咚，你开启了国战商城。叮咚，你击杀了风暴帝国的士兵，你获得500W 经验值，你获得了1点的国战点数。叮咚，你击杀了风暴帝国的士兵，你获得500W 经验值，你获得了1点的国战点数。得益于超高的敏捷值以及第二天赋10倍攻速的效果，秦风的攻击速度快得让人胆寒，不到半秒的时间，就有20多个风暴帝国的军人倒在了秦风的刀下。看到这令人胆寒的画面，发布命令的那个将军顿时就感觉到了一丝不妙。能以这样的手段击杀他的兵，那就意味着眼前这个平平无奇的男人至少都有85级的战力。想到这里，将军的脸色顿时就变得难看了起来，无比愤恨地看向了站在他身旁的那位公子。不看不要紧，一看之下，将军的脸色顿时就变得更加的难看了。只因为这位公子对死伤的士兵没有半点的怜悯，反而好整以暇地抱着手，俨然一副看大戏的模样。将军敢怒不敢言，为了尽量降低自己手下的伤亡，他抽出了自己腰间的佩刀，朝着秦风就冲杀了过去。战场之中，此时的秦风正一刀一刀地砍着瓜，切着菜，砍着砍着，秦风就察觉到了一丝稍微强大了那么一点点的气息，朝着他所在的位置冲了过来。循着感觉传来的方向看了过去，秦风顿时就看到了之前那个发号施令的将军。挺好，也省得我去找你。秦风一边感慨着，一边发动斩龙闪，闪烁到了将军的面前。看着先前还在战场之中的秦风突然消失，将军的心中顿时就升起了一丝不好的预感。他下意识地举起手中的佩刀，挡在了自己的身前。苍啷一声，将军刚把佩刀举在胸前，他便听到了一声震耳欲聋的武器相交之声。而后还未等这个将军反应过来，秦风的攻击就像是不要钱的雨点一般，劈头盖脸的就落了下去。嘘嘘嘘嘘嘘 2125W，2125W，2125W。在秦风恐怖到极点的攻击速度之下，将军根本就来不及闪躲，顷刻之间就被秦风给砍了数百刀。叮咚，你击杀了风暴帝国将军史诗阶，你获得3亿经验值，你获得1000点国战点数。叮咚，你达成了鞭尸成就，奖励50个金币。随着2道提示音的响起，这支军团的将军便倒在了秦风的刀下，变成了一个孤魂野鬼。看到这一幕，场中的士兵们顿时就被吓破了胆。要知道，他们的将军可是等级高达89级的强者啊，只差2步就能晋升到90级，成为神界的绝代天骄。这样的人居然就这么憋屈的被眼前这个恐怖到极点的男人一刀一刀的给剁碎了。想到这里，场中的这些士兵也不管命令不命令的了，放下武器撒丫子就要开始逃跑。看着眼前发生的变化，秦风的眉头顿时就是一皱。一个兵可以等于1个国战点数，军队里的小军官甚至能提供10个左右的国战点数，就这么让这些逃跑了，岂不是亏到了姥姥家？想到这里，秦风直接开启了幻影替身。下一刻，一个个秦风顿时就出现在了战场之中，开始疯狂杀戮。不到半秒的功夫，风暴帝国的士兵便被杀死了几百人。方圆1000米的地面上，隔三差五的便能看到一滩属于暴风帝国士兵们的鲜血。算了算鲜血的数量，差不多达到了凝聚猩红之刃的要求。秦风手指一勾，霎时间，足足1万把猩红之刃便凝聚出了实体。同之前那几次收割一样，秦风控制着这些猩红之刃，将之凝聚成了一朵巨大的血莲花。而后，血莲花一张一翕的开合。嘘嘘嘘嘘 3187W。技能等级提升到11级之后，猩红之刃继承150%的攻击力。3187W，3187W。叮咚，你击杀了风暴帝国的士兵，你获得500W 经验值，你获得了1点的国战点数。叮咚，你击杀了风暴帝国的士兵，你获得500W 经验值，你获得了1点的国战点数。叮咚，你击杀了风暴帝国的士兵，你获得500W 经验值，你获得了1点的国战点数。叮咚，你毁灭了风暴帝国黑影军团第2先遣队，风暴帝国 NPC 对你的好感度下降100点，当前好感度50，当前关系极度厌恶。10秒不到的时间，秦风便将所有的风暴帝国士兵全部斩杀殆尽。做完这一切之后，秦风淡淡的挥手驱散掉了幻影替身，而后便迈开了步子，朝着军阵后方的一队衣着华贵的主仆走去。一边走，秦风一边打开了探查之眼，查看起了两人的资料。暴风帝国二皇子苏海伦，等级60级，等阶钻石阶，血量 60W，攻击力 2W，3W， 防御力4000，技能皇室气运，初级法杖精通，火球术、水球术、小旋风、探囊取物，自领悟，灵巧之舌，自领悟，会搜啊会果，自领悟，一片叶子7根刺，自领悟，强制 ZC， 自领悟，连续强制 ZC， 自领悟，强人所难，自领悟，抱抱摇，自领悟。介绍：这是一个喜欢另辟蹊径的皇子，除开房中之，一身实力没有半点是他自己的。看完了暴风帝国二皇子的信息，确定了这人就是风暴帝国的那个2代之后，秦风也没有心情去看小厮的信息了。他一边往前走，一边思索着如何从这个有特殊癖好的皇子身上搜刮出更多的好处。好歹也是个皇子，油水应该不少吧？希望这一波能有收获，能不能更爽的爆兵，就看这一波的了。想到这里，秦风便加快了脚步，走向了被吓傻了的两人。看到脸上写满了杀意的秦风，那位公子哆哆嗦嗦的就开始发抖。
此时的他非常的后悔，后悔自己怎么会脑子打抽抽，招惹了这么一个杀神。慢慢的，秦风逼近了这主仆二人，来到了他们的身前。你要干什么？赶紧离开！只要你离开，我家公子还能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饶你一条小命。否则，长相无比美艳，皮肤比女人还要娇嫩的小厮，扯着嗓子就朝着秦风大吼道。然而，秦风并没有那个耐心听他把否则之后的话讲完，直接一刀就把这个喜欢撅着屁股、曲意逢迎的东西送上了西天。子轩看着倒在血泊之中的小厮，风暴帝国二皇子顿时就痛苦的哀嚎了起来。我的子轩啊，我的子轩！听着耳边的哀嚎，看着眼前这位公子挂了一脸的泪痕，秦风颇为玩味的拄着刀，淡笑着欣赏着这美如画的剧目。抱着小厮的尸体嚎哭了一阵子之后，风暴帝国三皇子满脸怨毒的站起身，对着秦风就开始吼：恶魔，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我要杀了你全家！我……啪的一声，未等他把话说完，秦风的巴掌便结结实实的抽在了他的脸上。好好说话，你敢打我？你知道我是谁吗？你信不信我杀了你全？啪的一声，秦风的手中再度落在了二皇子娇嫩的脸上，再度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子。好好说话，我是风暴帝国的二皇子，你这是在找死！我杀了你！啪！巴掌声第三次响起，苏海伦的脸肿得像是猪头。秦风极其不耐烦地看着苏海伦，要不是他还想着搜刮油水，他早就一刀把这逼给弄死了。然而秦风没想到的是，正因为他的这一份犹豫，直接就让他的三观遭受到了而史无前例的重击。摸着自己的脸，看着眼前凶悍到极点的男人，苏海伦心中顿时就升起了一股另类的刺激。在这股刺激的影响之下，苏海伦怀揣着期待，大着胆子继续叫嚣：我回去之后绝对会把你对我做的事儿全都告诉父皇，我会让他杀了！砰的一声，没等苏海伦把话说完，秦风一脚便把他踹飞了出去。踹完人之后，秦风一脸恶心的在地上蹭了蹭鞋底，而后又取出清水清洗了自己的手。此时的秦风已经反应了过来，明白了苏海伦心中酝酿着的那些无耻勾当。想到这里，秦风也不跟苏海伦废话了，直接就捡起地上风暴帝国士兵丢下的长矛，抵在了苏海伦的脖子上。把你的储物袋交出来，否则我就召唤亡灵，让这些亡灵办了你。说这话的时候，秦风直接就将背包之中的亡灵召唤令给取了出来，举在苏海伦的面前晃了晃。看着这个令牌，苏海伦的脸色顿时就变得无比的苍白，心中躁动着的那股子刺激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毕竟他的 XP 虽然不是很通俗，但是他也尝试不了亡灵的刺激。交了储物袋你就能不杀我？苏海伦颤颤巍巍地问道，眼神之中满是求生的渴望。瞅着这一幕，秦风淡淡点点头。秦风是个讲信用的人，说不杀就绝不会亲自弄死苏海伦。好，这是我的储物袋，你拿着。说话间，苏海伦将储物袋递到了秦风的面前。看着这个被苏海伦摸过的储物袋，秦风一脸嫌弃地将纸筒呼到了地上，而后便调动精神力，把这储物袋里的东西全部挪移了出来。哗啦啦啦，一阵响声过后，地面上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宝物山，其中有着数之不尽的金币、魔法卷轴、技能书。粗略估计了一下，这一堆的东西一旦卖出去，至少都能换回来将近30个亿的金币。看到这里，秦风脸上的嫌弃之色总算是消减了下来。在神域之中，斩杀掉 NPC 之后确实能爆出东西，但这些东西却不是 NPC 拥有的全部。想要把一个 NPC 搜刮干净，就需要动用一些和善的手段，让 NPC 自己把宝贝交出来。观察着秦风脸上的表情变化，苏海伦长出了一口气，大着胆子提议道：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做了，你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吗？秦风淡淡摇头，反手就使用了亡灵召唤令，将那些被他弄死的士兵复活了。叮咚，你使用了亡灵召唤令，你复活了5000名士兵，此状态可以持续12小时，12小时后，这些士兵会再次化作尸体。叮咚，检测到你使用了亡灵召唤令，你可以将你的亡灵士兵收纳进召唤令之中，并拥有放出之权利。听到耳边的提示音，秦风控制着亡灵就要弄死苏海伦。你要干什么？你说过不杀我的。秦风没有回答苏海伦的话，他就没有想过放过这个人。都不说苏海伦皇子的身份能够给他带去多少的国战点数，单独就是侮辱了他三观这一条，就够苏海伦死上1万遍了。叮咚，你召唤的亡灵击杀了苏海伦，你获得500W 经验值，你获得1万点国战点数。叮咚，你杀死了暴风帝国二皇子苏海伦，暴风帝国 NPC 对你的好感度下降100点，当前关系不死不休加 0.5。听到这2声提示音，秦风不以为意的笑了笑。在他本来而计划之中，他就是要收拾风暴帝国的，根本就不在乎对反对他的好感度是多少。想到这里，秦风便将目光看向地上的苏海伦尸体。秦风指挥着亡灵士兵扯下了苏海伦身上的一块布条，用苏海伦的鲜血在那布条之上写上了一段话：杀人者，枫叶帝国北境大公。而后秦风对着2个亡灵士兵下达了命令，让他们带着苏海伦的尸体赶赴战争堡垒，并将之交给暴风帝国的镇守军官。做完这些之后，秦风又指挥着亡灵战士收捡起了地上的战利品以及那些苏海伦贡献出来的宝物。叮咚，你获得了金币10亿。叮咚，你获得了暴风帝国制式战甲黑鹰战甲 X1215。叮咚，你获得了暴风帝国制式武器黑鹰长矛 X1784。叮咚，你获得了魔能石 X4564。叮咚，你获得了技能书分裂攻击。叮咚，你获得了魔法卷轴次元防御。听着耳畔的提示音，秦风淡淡的笑了笑。这一次的收获还算不少，不仅填充了他的材料库，还能给他带来将近40个亿的金币，可以称得上以一波小费。整理完了自己的收获，将亡灵士兵们收纳进召唤令之后，秦风便打开了地图，朝着自己标记的枫叶帝国据点而去了。K07号区域，枫叶帝国据点。看着在据点之前围得层层叠叠的地窟魔物，
镇守此地的枫叶帝国女将军叶红鱼面色冷得仿佛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冰霜，和一言不发、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恐惧情绪的叶红鱼不同，一旁的副官已然汗流浃背，无比着急了。将军，地库魔物已经冲破了我们第一层的防线了，要不了多久，第二层防线也会被他们冲破了，我们该怎么办啊？言下之意，我们还是逃吧。看了看副官，叶红鱼非常轻易的就猜出了副官心中的想法，不过他口中的话却没有让对方如愿，把我们的人全部都压上去，必须阻挡住他们的推进。我已经将这里的抢矿告知了军团长了，只要我们能够撑住10分钟，就会有部队赶来支援我们。叶红鱼的声音无比的坚定，仿若一座矗立在八峰之中岿然不动的山石。看着长官如此自信的模样，副官心中的恐惧也削减了不少。他对着叶红鱼一拱手道：“遵命，属下这就让后备部队压上去。去吧。”话音落下，副官便匆匆离去了。看着副官离去的背影，叶红鱼眼角处顿时便显露出了疲惫。他无比疲惫地看着远处的战场，看着那些个在战场之中浴血厮杀的士兵们。此时，这些和他朝夕相处的士兵正一个个前赴后继地倒在地窟魔物的攻击之下。他们虽然穿着帝国制造的精良装备，但是这些装备并不能让他们的实力提升到足以磨平于地窟魔物之间那巨大的身体素质差距。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散在自己的眼前，叶红鱼的心底不由得就泛起了一抹悲凉。因为他知道，在完成了拖延任务，为大部队的撤离争取到了时间之后，他就会和这些士兵一道死在这个战场之上。所谓的支援，不过是欺骗士兵、欺骗他自己的假话而已。早在半个多小时之前，叶红鱼便接到了上司的命令，他们让他带着自己的兵作为人墙，拦住这些疯狗一般的地窟魔物1小时，为大部队的撤离争取时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叶红鱼并没有提出任何的抗议，只是无比安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因为他知道，如果是其他的将军接到了这个任务，同样会做出和他一样的选择。他没有因为自己是个女人就觉得自己更为特殊，从而违背军团的命令，自作主张的撤离。哎，我的人要是做多一点，眼下又如何会是这种局面？看着远处一点一滴被地窟魔物蚕食掉的防线，叶红鱼无比哀婉地叹了一口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若是给叶红鱼一支数量和眼前地窟魔物相等的军队，他就有十足的信心将这些地窟魔物全部埋葬在这战场之中。可造化弄人，即便叶红鱼的指挥能力再如何的出众，都无法打破浅薄的资历对他的掣肘。哎，人生自古谁无死，自当马革裹尸还，死就死吧。想到这里，叶红鱼再度长叹了一口气，彻底接受了自己的结局。此刻，就在叶红鱼释怀之际，地窟魔物们就像是感受到了他的死志一般，赶着趟要来帮他圆梦。魔物们疯狂吼叫着，提起手中的武器，朝着枫叶帝国的阵线发起了悍不畏死的冲锋。在魔物们不计代价的冲锋之下，据点的防线瞬间就被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可就在这时，异变却是发生了。只见一个个倒地不起的枫叶帝国士兵扯着脖子吼叫了起来：“枫叶帝国万岁！将军，下辈子我再当你的兵！叶红鱼，我爱你！地窟砸碎，给爷死！”轰轰轰轰轰轰，一连串的爆炸之声响起。这些枫叶帝国的士兵硬生生用自己的肉体将后缩的残破阵线给反推了回去。有了这些大无畏者的自我牺牲，枫叶帝国的士兵也跟打了鸡血似的，发了疯一般，不停地发动攻击。一开始的时候，在意志的支撑之下，他们还能忽视身体的疲劳，强行将地窟魔物给打回去。但时间一长，他们的身体却是吃不消了。毕竟他们是人，不是机器，他们也会疲惫。随着时间的推移，面对着近乎无穷无尽的地窟魔物，枫叶帝国士兵们节节败退。看到这一幕，叶红鱼直接就换上了战甲，走向了指挥帐篷之外。将军，你……看到叶红鱼的动作，副官顿时就伸手拦住了他，而后用他那已经嘶哑到了极点的嗓音劝解道：“将军，逃生通道已经为你准备好了，请您保护好自己，尽快撤离，我会代替你，坚守到最后一秒。”叶红鱼淡淡摇了摇头，视死如归道：“我和你们一样，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们死的我就死不得，我是军人，也只能是军人，你懂。”副官无奈地低下了头，跟在叶红鱼的身后就要上战场。他暗自在心中发誓，一定要护着叶红鱼，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走出了指挥大厅之后，叶红月直接就从储物空间之中取出了自己的长弓，张弓搭箭，瞄准射击，咻咻咻咻，一根根箭矢从叶红鱼的手中飞出，将一个个的地窟魔物钉在了地面之上。可是地窟魔物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无论叶红鱼如何杀，都无法阻止这些魔物向前推进。很快，叶红鱼身边的士兵便死得七零八落，除了一个副官以及几个亲卫之外，再无任何一个活人。地面之上，人类士兵们的尸骨一个叠着一个，赤红的鲜血汇聚成了溪流，咕噜咕噜的流淌着。看到这一幕，叶红鱼也不再使用弓箭了，他直接抽出了一把刀，冲进了魔物堆里，跟魔物们展开了近身战斗。在叶红鱼的带领之下，他的副官以及亲卫们也放弃了远程攻击，换上了近战武器，冲进了魔物堆之中。在不惧生死的坚定意志的影响之下，他们的战力提升了许多，一个又一个的地窟魔物倒在了他们的面前。然而人力中有穷尽时，同之前的那些个士兵一样，杀着杀着，这些个亲卫也没有了继续战斗的力气。他们一个个拖着无比疲惫的躯体走进了魔物堆里，开启了自爆。轰轰轰轰，几秒钟过后，整个战场之上除了叶红鱼之外，便不剩下任何一个活人。嘎吱嘎吱，看到这一幕，叶红鱼把牙齿咬得嘎吱作响，额头的青筋也显露出了狰狞的形态。叶红鱼丢掉了手中的长刀，调动起了最后的力气，朝着魔物堆深处冲去。他的兵都死了，他也没有理由赌火，他准备同他那些兵一样，燃烧掉自己的生命，给这群地窟魔物送上一朵夺命的烟花。一步两步，
进了，进了！叶红鱼眼神一寒，就要开启自爆。可就在这时，天边却传来了一阵无比狂暴的劲风，直接将无穷魔物吹飞到了天上。而后，叶红鱼便看到了一朵无比巨大的红色血莲花，一张一息之间，便将眼前的世界变成了血色的国度。刺耳的痛呼之声夹杂着血肉破碎的声音，此起彼伏的响起。一个又一个的地窟魔物被那血色的莲花搅碎成了烂泥。看到这一幕，叶红鱼顿时就呆愣在了原地。眼前这血莲花的杀力简直太过于恐怖了，直接就让他忘记了自爆，甚至于忘记了思考。除开叶红鱼呆愣在原地做不出任何动作的，还有围绕在叶红鱼身边的那些个地窟魔物。他们愣愣地看着那朵摧枯拉朽一般屠杀着自己同胞的血莲花，眼神之中满是无法驱散的恐惧。这居然是那个军团毁灭者，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跑啊，快跑！在秦风毁灭了地窟的2个军团之后，他的名声便在整个地窟世界之中传开了。看到这标志性的血色莲花，这些个地窟魔物瞬间就想起了那个整整毁灭了2个地窟军团，被奉为军团毁灭者的男人，也不想着反抗了。这些地窟魔物撒丫子就要跑。看到这一幕，秦风淡淡一笑，控制着自己的本尊和分身就往前推进。嘘嘘嘘嘘嘘 ，2125W， 2125W， 2125W。叮咚，你击杀了赤血军团第2先遣队小兵，你获得500W 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赤血军团第2先遣队小兵，你获得500W 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赤血军团第2先遣队军官，你获得1000W 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赤血军团第2先遣队85级统领，你获得了3亿经验值。叮咚，你毁灭了赤血军团第2先遣队，你离你的目标更近了。叮咚，你毁灭了赤血军团第2先遣队，为叶红鱼的部下报了仇。叶红鱼对你的好感度提升50点，当前好感度80点，当前关系极度倾慕。叮叮当当的提示音在秦风的耳朵边上响起，宣告着赤血军团第2先遣部队的终结。击杀完了所有的地窟魔物之后，秦风从背包之中取出了那块亡灵召唤令，放出了其中的亡灵。而后，秦风便指挥着这些个亡灵，帮自己收捡起了地上的战利品。叮咚，你获得了传说接武器赤血战刃 X1712。叮咚，你还偶尔了传说接装甲赤血军团的制式战甲 X1349。叮咚，你获得了传说接战靴赤血军团的制式战靴 X1428。叮咚，你获得魔能石 X15454。叮咚，你获得了神级道具随机经验加成卷轴1小时。听着耳畔响起的系统提示音，秦风便看向了刚刚获得的道具随机经验值加成卷轴。晋升了猩红主宰之后，秦风每提升一个等级所需要花费的经验值都等于一般玩家的50倍。这么高昂的经验值需求，搞得秦风都有些顶不住。此时打怪刷出来的这个随机经验加成卷轴，无疑就是大雪天里送来的一盆炭火，直接就让秦风的心暖和了起来。想到这里，秦风无比期待的点看了这个卷轴的信息栏，查看了起来。随机经验加成卷轴1小时，等级神级，类型一次性特殊道具，效果使用后可以获得随机的经验值加成，倍率为5至30，持续时间使用后效果持续1个小时。介绍：这是一个非常珍惜的道具，能到它就说明你是一个被命运女神眷顾的人。看完了这个卷轴的倍率之后，秦风开心的笑了笑，他这一次的运气属实太好了。就一般情况来说，这种随机的经验值加成卷轴所能带来的倍率一般就在2至10之间。然而秦风得到的这个却是不同，他的最高倍率直接就冲上了30倍，即便是最低的倍率也在5倍之上。无论秦风使用这道具之时手有多么的黑，他都能获得至少5倍的经验值加成。想到这里，秦风顿时就给这个卷轴安排好了去处。他准备在完成了所有的战争任务过后，抵达这处通道的一个地窟前哨基地的时候再使用。将这张卷轴放回了自己的背包空间之后，秦风便掏出了亡灵召唤令，准备把那些打完了黑工无所事事的亡灵收回去。刷刷刷刷，一道道亮光泛起，战场之中的亡灵战士们顷刻之间就被收纳到了亡灵召唤令牌之中。做完了这一切之后，秦风转身就朝着此处据点的军需处而去了。此前的那一波搜刮让秦风尝到了甜头，再加上此时的枫叶帝国据点除了一个叶红鱼之外便再无其他人，与其把军需处理的物资留在这里吃灰，还不如自己拿了。想着军需处理的物资，秦风便加快了脚下的步子。可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却从秦风身后转了过来：阁下，阁下先别走，叶红鱼代表据点内所有牺牲的枫叶帝国战士向您致谢。听到这句话，秦风淡淡的回过了头，顿时秦风就看到了一个女人正弯着腰朝他鞠躬致谢。这是一个无比美丽的女人，脸上沾染上的灰土根本就掩盖不了她半点的风华。女子抬头之际，那泛着水波的眸子更是透出了一股子清灵出尘的味道。女子抬头之后，秦风直接开口说道：不用谢，此地的魔物已经被我清理干净了，你抓紧时间赶紧离开吧。说完了这句话之后，秦风转身就朝着枫叶帝国的军需处走了过去。很显然，比起一个微不足道的女人，秦风更加在意的是枫叶帝国军需处理的物资。然而叶红鱼却不懂秦风的心，快步走到了秦风的身边，低声问道：阁下，阁下不撤退吗？不了，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秦风一边回答叶红鱼的问题，一边朝着军需处走去。片刻功夫过后，秦风就到达了枫叶帝国这个据点的军需处。清理掉覆盖在军需处储存节点之上的废墟，秦风将意识与储存节点连接在了一起。叮咚，恭喜玩家发现了枫叶帝国的军需储存点，是否消耗100万金币提取此节点之中的物品？提示：此行为有极大的风险，
请玩家慎重考虑。听到这2声提示音，秦风淡淡一笑，丝毫不慌，直接就花了100万金币，选择了提取。叮咚，你消耗了100万金币，你获得了压缩粮 X112罐，你获得了高级药剂 X3瓶。听到这声提示音，秦风的脸色顿时就变得无比的难看。重生以来，从来就只有他秦风赚别人的好处，无论是什么地窟的魔物，还是风暴帝国的士兵，就没有一个人敢收了秦风的钱而不给秦风好处。但是就在今天，秦风却是被枫叶帝国的军需储存点给晃点了，整整100万金币砸下去，居然就只开出了几个罐头，外加几瓶药剂，连一个装备都没有给秦风开出来，属实是亏到了姥姥家。看着秦风的行为，叶红鱼也是无比的尴尬，毕竟秦风也救了他的命，还帮整个据点牺牲的战士们报了仇，结果他们的军需处愣是没有给秦风贡献出半点有用的援助，属实有点让人难为情。想到这里，叶红鱼觉得有必要给秦风解释一下，于是他缓步走到了秦风的身边，低声说道：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拿到军部送来的物资了，要不你把这些个罐头拿着，虽然但至少能充充饥。秦风脸一黑，不情不愿地收起了这些个罐头，而后便朝着据点之外走去。他准备从那些个地窟魔物的身上找补回自己的损失。看到秦风远去的背影，也不知怎地，叶红鱼突然就有了种跟着这个男人一起走的冲动。起心动念之际，心底的冲动便再也无法遏制。叶红鱼大起了胆子，迈开了步子，朝着秦风便追了过去。感受着身上愈来愈近的脚步声，秦风黑着脸回过了头，冷声道：我不是让你撤离了吗？你为什么还要跟着我？话音落下，叶红鱼的表情瞬间就变得复杂了起来。此时的他也不明白自己的为什么会跟着秦风，他完全被心底的冲动控制着。不过在口头之上，叶红鱼倒是没有这般跟秦风解释，而是找了个还算说得过去的借口，缓缓解释道：阁下，我想跟着你一起杀魔物，我的兵一个不剩，全都死在了魔物的手中，我想替他们报仇。听到这话，秦风想都没想便要拒绝。开什么国际玩笑，自己一个人杀怪，拿经验不香吗？为什么要带着一个拖油瓶？可就在秦风要开口之际，一道无比准时的系统提示音却是在秦风的耳边响起了。叮咚，检测到玩家天意改变了 NPC 叶红鱼的命运，触发招揽任务叶红鱼的效忠，是否接取？听到这声提示音，秦风顿时就把快要脱口而出的话给收了回去。潜意识里，秦风就因为改变了一个 NPC 的命运而接到了这种效忠任务。完成了那个任务之后，秦风便获得了一个无比忠诚的部下，以及一个强有力的将领。在游戏后期的国战玩法之中，这个 NPC 更是给秦风提供了极其有力的战术支撑，让秦风轻松地赢下了一场场的国战。想到这里，秦风直接就开启了探查之眼，查看起了叶红鱼的信息。叶红鱼，等级75级，等阶史诗阶，职业战士，血量 1200W 1200W， 攻击力 27W 32W， 防御力25000，技能高级剑术精通，高级格斗技巧，大师级指挥，自领悟，大师级战略，自领悟。介绍：枫叶帝国的天才少女，只是因为资历不足，没能坐上高位。看完了叶红鱼的信息之后，秦风眸子之中顿时就泛起了一抹亮光。说实话，他有些心动了。对于秦风而言，叶红鱼那点零星的战力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只要等秦风的主城升到了2阶，他随便招募的英雄都能拥有远超过叶红鱼的战力。真正让秦风心动的是这个女人强大的指挥能力。想到这里之后，秦风毫不犹豫就变换了态度，冲着叶红鱼淡淡一笑，点头答应下来叶红鱼跟着他的请求。叮咚，检测到玩家已经接取了招揽任务叶红鱼的效忠， NPC 招揽功能开启。叮咚，你接受了叶红鱼的请求，叶红鱼对你的好感提升10点，当前好感度90点，当前关系极度崇拜。叮咚，你完成了招揽任务叶红鱼的效忠，任务要求： 1. 接受叶红鱼的请求， 2. 帮叶红鱼的士兵报仇，叶红鱼对你的好感度提升10点，当前好感度100点，当前关系至死不渝。世界公告：恭喜玩家天意成功完成了招揽任务叶红鱼的效忠，招揽到了75级史诗阶枫叶帝国天才少女叶红鱼，达成人 NPC 招揽成就。特奖励：随机建筑图纸抽取宝箱，神级 X5， 特奖励金币2000W。世界公告：检测到华夏大区的玩家天意完成了人物招揽任务，招揽到了75级史诗阶枫叶帝国天才少女叶红鱼。华夏大区解锁人物招揽玩法，此刻起，华夏大区所有等级高于40级的玩家都有几率触发招揽任务。叮叮当当的提示音响起，听着提示音所说的招揽成功，秦风愣了片刻，随后便想通了其中关节。他虽然说刚刚接取到叶红鱼的任务，但是早在接取任务之前，他便已经歪打正着的完成了招揽任务叶红鱼的效忠的任务要求。想到这里之后，秦风打开了任务栏，查看了起来。经过一番验证之后，秦风肯定了自己的猜想，顺带着对叶红鱼也多出了几分满意。和秦风的淡然不同，其他的神域玩家在听到这个世界通告之时，直接就傻了眼，一个两个嚎叫着，在世界频道之中吐起了酸水。兄弟们，我酸了呀！天意大佬怎么就这么牛逼啊？随便一出手就招揽到了一个75级的 NPC， 哈哈！我现在都没有20级，天意大佬就招揽到了一个75级的 NPC， 这还有天理吗？这还有王法吗？我怀疑天意大佬开挂了。别跟我说什么神域没有外挂，我不信。只有我注意到了天才少女这几个字了吗？有没有同道中人？我也发现了，嘿嘿。少女有什么好的？要我说，御姐才是真的宝。哈哈，笑死！吃不到就说葡萄酸，有本事你去招揽个 NPC 啊！别说什么御姐，少女，你就是招揽的男的，我都觉得你牛逼。
我也想招揽天才少女，嘿咻嘿咻，别痴汉了，抓紧升级吧，招揽任务要40级才开启啊！天意大佬，永远的神，大佬你吃肉，能不能给兄弟们留口汤喝啊？万人血书，天意大佬发天才少女美图，有意者来+1，螺旋+1。扫了一眼评论区，秦风便关闭了世界频道，不再理会玩家们的讨论。做完了这一切之后，秦风将目光投到了叶红鱼的身上，缓缓开口说道：既然你想报仇，那你就跟着我吧，别的事情你都不用管，能捡漏的话你捡点漏，不能捡漏你就帮我搜集一下战利品。叶红鱼轻轻点了点有，接受了秦风的安排。随后两人便结伴同行，踏上了寻找赤血军团的道路。几分钟过后，走在荒原之上的秦风无比突兀地停下了脚步，看着秦风聚精会神感知着四周的模样，叶红鱼瞬间就明白了，这周围应该是有地窟魔物出没。想到这里，叶红鱼也有样学样，展开了自己的精神力，探查了起来。可是不管他怎么探查，他都没有发现半点的异常情况。此时秦风已经完成了探查，他转过头朝着叶红鱼说道：西南方向52公里之外有一只魔物，我先走一步，你自己想办法跟上来。说完这句话之后，也不等叶红鱼的回应，秦风直接就屈膝蓄力。下一刻，伴随着砰的一声巨响，秦风如同一颗炮弹一般弹射而出。与此同时，秦风此前站着的那处地面顿时就塌陷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将10几步之外的叶红鱼都波及了进去。叶红鱼一脸惊诧地维持着身体的平衡，眼中满是不可置信，居然还能这么玩，这得需要多么强大的力量，多么恐怖的协调能力，这究竟是个什么怪物？片刻功夫过后，叶红鱼收拾好了自己心情，从储物装备之中取出了一个非洲，驾驶着非洲朝着秦风所在的方向追了过去。几分钟过后，叶红鱼总算是到达了目的地。刚一抵达此处，叶红鱼就看到了面无表情的秦风，正指挥着手下的亡灵士兵收捡着地上的战利品。这么快就杀完了？这么恐怖的吗？叶红鱼狐疑地扫视全场，开始计算惨死在秦风刀下的究竟有多少个。不算不要紧，一算之下，叶红鱼整个人都麻了。战场之中横七竖八躺着的足足有3万多头的枯魔物，这些魔物死相各不相同，有的10被砍掉了脑袋，有的则是被开膛破肚，更有甚者，尸体都分成了7、8块。然而这还不是最令叶红鱼感到恐怖的，最为恐怖的是这些地窟魔物身上的鲜血均处于凝固的状态。从凝固的程度之中，叶红鱼非常轻易的就得出了一个判断，这些个魔物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就被秦风给杀死的。有了这个判断之后，叶红鱼瞬间就想起了前不久那朵搅碎了无数魔物血肉的血莲花。初次见到那朵血莲花之时，叶红鱼还认为那血莲花是一种代价极其高昂的秘术。然而在见到眼前这些魔物身上的伤口之后，叶红鱼才明白，那朵血莲花不过是秦风最为基础的屠戮手段而已。想到这里之后，叶红鱼非常自觉的就走到了战场之中，帮秦风收捡起了战利品。没有别的意思，他只是想向这位强者表达一下自己对他的尊敬。很快，在亡灵士兵和叶红鱼的辛勤劳动之下，秦风秦大爷收获到了满满当当的战利品。和之前的那几次相同，此次收获的也是些装备和魔能石，并没有什么不同。收捡完了战利品之后，叶红鱼走到了秦风的身边，问道：阁下，我们现在该去哪里啊？此时的叶红鱼已经被秦风的感知能力所折服了，彻底放弃了寻路的想法。听到叶红鱼的问话，秦风淡淡一笑，摇头说道：这次我们哪里都不去，在这里等着就行，用不了多久的功夫，赤血军团的魔物就会来。叶红鱼轻轻点头，而后便找了个位置坐下，陪着秦风一道开始等待。10几分钟过后，一条黑线出现在了远处的天边。与此同时，两人的耳边也响起了一声声的战鼓。赤血军团的魔物到了，照顾好你自己，我去一趟。好。叶红鱼话音落下之时，秦风已经完成了蓄力。砰！同样的声音再度响起在叶红鱼的耳边。下一刻，秦风便化作了一个人形炮弹，朝着远处的地窟魔物就砸了过去。轰隆！伴随着一道巨大的震荡，秦风如同陨石坠地，落进了魔物堆之中。无形的波动扩散开来，将秦风落点之处的地窟魔物震得东倒西歪。进场之后，秦风也没有闲着，提着斩龙之刃就开始了新一轮的屠杀。嘘嘘嘘嘘嘘 !2125W， 2125W， 2125W。叮咚，你击杀了赤血军团第2兵团小兵，你获得500W 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赤血军团第2兵团小兵，你获得500W 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赤血军团第2兵团军官，你获得1000W 经验值。一连串的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响起。片刻功夫过后，秦风面前的地窟魔物就死了个一干二净。杀光了这些地窟魔物之后，秦风朝着后方的叶红鱼勾了勾手指。后者当即会意，召唤出非洲就来到了战场之中，和秦风召唤出了的亡灵士兵一起收捡起了地上的战利品。很快，地上的战利品就被收捡完毕了。整理完了自己的收获之后，秦风快步走到了叶红鱼的身边，也不跟叶红鱼多说什么，秦风直接伸手攥住了叶红鱼腰间的腰带，一发力就将对方扛在了自己的肩膀之上。被秦风这么一扛，叶红鱼的脑子瞬间就变成了一片空白，感受着秦风那宽阔而厚实的肩膀，一时间叶红鱼便有些无法自拔。然而莫等叶红鱼的幻想持续多久，秦风便已然完成了蓄力。同之前一样，秦风梅花三弄，弹射起步，伴随着砰的一声巨响，秦风爆射而出，朝着远处的天边就砸了过去。落地之后，秦风也不停息，再度屈膝蓄力，周而复始。在叶红鱼和那些亡灵士兵替自己收捡战利品的时候，秦风也没有闲着，他直接就开启了6度暴血，
将自己的智力值拉了上去。在一身装备和6度暴血的加持之下，秦风的感知范围急速扩张，瞬间便笼罩住了周遭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也正是得益于这一份强大到有些耸人听闻的感知力，秦风毫不费力的就发现了几支落单的赤血军团部队。为了节省时间，早日完成手中的战争任务，秦风便选择了扛着叶红鱼飞奔。半个多小时过后，秦风便清理完了附近所有的赤血军团部队。乘着叶红鱼和那些亡灵士兵们收捡战利品的空隙，秦风打开了自己的任务面板，查看起了战争任务。任务目标：1. 毁灭赤血军团，任务完成度 39%。2. 时限24小时，还剩22小时45分钟。3. 额外任务：击杀赤血军团统领、地库领主及生物赤血炎龙。注释：此任务难度极高且无比危险，请玩家谨慎选择。任务成功奖励：1. 5亿金币， 2. 500亿经验值， 3. 额外任务奖励：斩杀了赤血炎龙之后，100%获得赤血炎龙的能量核心以及灵魂结晶。注释：额外奖励虽然丰富，但完成难度极高且无比危险，请玩家谨慎选择。任务失败惩罚：枫叶帝国威望下降 50%。任务限制无。介绍：赤血军团的主力部队驻守在前哨基地之中，如果你有足够的勇气，你不妨去前哨基地完成你光荣的使命。看完了任务的信息之后，秦风的嘴角便显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意。费了这么大的功夫，他总算是把赤血军团外围的部队给杀光了。只要赶到了地窟魔物的前哨基地，他就可以完成整个 SSSS 级的战争任务，顺带还能把魔物的前哨基地给端了。想到这里，秦风便走向了叶红鱼，准备劝退这个女人。接下来的路非常的危险，你就不要跟着我了。听到秦风这话，叶红鱼眸子里的亮光顿时就暗淡了下去。经过此前的那几番战斗之后，叶红鱼根本找不到理由反驳秦风的话，因为不管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魔物，秦风都能在瞬息之间将其秒杀掉，叶红鱼根本就帮不上半点忙。不仅帮不上忙，他的存在还会拉低秦风离庭扫穴的速度。想到这里，叶红鱼一脸愧疚的点头答应了下来。好，看着一脸挫败的叶红鱼，秦风淡淡一笑，开始替叶红鱼安排去处。你也不用失落，我后面要做的事情你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是在另外的方面，你却能够成为我的臂主。我能帮到你哪方面？听到秦风的话，叶红鱼眸子一亮，非常兴奋地问道。秦风淡笑着从背包之中取出了自己的公爵令牌，放到了叶红鱼的面前，而后才开口说道：我最近培养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正好还缺一个军官，我觉得凭你带兵的本事，你一定能行。对了，我的领地在 T9、T10、T11这3个区域，你到了之后联系一个叫泰兰德的人就好，他会安排好你的。听着秦风的话，叶红鱼一时之间没有想明白眼前这个年轻的公爵到底是个什么来路，但是当他多回味了几遍 T9、T10、T11这句话之后，他却是如梦方醒似的捂住了自己的嘴巴。久居据点的叶红鱼虽然消息无比的阻塞，但是他也曾听说过秦风的大名，知道帝国皇帝把这3块领地分封给了秦风。想到这里，叶红鱼惊诧的叫出了声：北境大公，你是北境大公？秦风淡淡点头，认可了叶红鱼的话。叶红鱼参见北境大公。啪的一声，叶红鱼单膝跪在了秦风的面前，弓着手向秦风施礼。秦风见状，一把就将叶红鱼给拉了起来，也不跟叶红鱼废话，秦风开门见山道：想好了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听从我的安排，去我的领地任职，当然去不去完全取决于你，我是绝对不会强迫你的。好感度都到100了，还能有啥变故？谢大公提携，叶红鱼领命。如秦风所料的一样，叶红鱼非常爽快的就答应下了秦风的邀请。而后在秦风的催促之下，叶红鱼召唤出了非洲，朝着征战堡垒的方向而去了。送走了叶红鱼之后，秦风直接打开了地图，标记出了前哨基地所在的位置。这前哨基地虽说名字之中有着前哨2字，但是在地库能量多年以来对表世界的侵蚀之下，这个前哨基地的位置却是越来越靠后。时至今日，这座基地距离通道之中的人族战争堡垒已然有了7000多公里的距离，而在这基地与战争堡垒之间存在着星星点点的地窟魔物据点。想到这里，秦风便设计好了一条线路，尽可能的将所有的战争任务都覆盖了进去。完成了线路的设计之后，秦风便出发了，开启了他的杀戮之旅。8个小时之后，一处地窟魔物据点。叮咚，你还偶尔了传说接装甲赤血军团的制式战甲 X1357。叮咚，你获得了传说接战靴赤血军团的制式战靴 X264。叮咚，你获得了金币1256枚。叮咚，你获得的库特有物资魔能石 X22156。听着耳边的提示音，秦风已然没有了查看自己的战利品的兴趣。在过去的8个多小时之中，秦风击杀了40多万的窟魔物，毁灭了30多个大大小小地窟魔物的据点。与之相应的，秦风也拿到了许许多多的战利品。收捡好了地上的战利品之后，秦风将面前的亡灵士兵全部收回了亡灵令牌之中。这些亡灵士兵还能存在3个小时左右，如此长的时间已经足够秦风毁灭地窟魔物的前哨基地，并拿到前哨基地里的好处了。想到了这里之后，秦风也不再犹豫，走到了魔组据点军需处所在的位置。同枫叶、风暴2大帝国的军需处一样，地窟魔物们的军需处也是可以通过氪金来开启的。经历过叶红鱼那个拉胯到了极点的军需处之后，秦风对于军需处的热情不但没有削减下去，反而蓬勃地生长了起来。走到军需物资储存节点的位置之后，秦风一脚踢飞了覆盖在军需处之上的废墟，将自己的意识与军需处联系在了一起。叮咚，恭喜玩家发现了地窟世界赤血军团的军需物资中继站，是否消耗500万金币提取此节点之中的物品？听到这声同之前有所差别的提示音，
秦风眼眸之中顿时就出现了一抹无法遏制的激动。开箱子这种事情真的有毒，比开箱子还有毒的便是开军虚处，而比开军虚处还有毒的，则是开地窟魔物们军需物资中继战。在此之前，秦风一共开启过4个地窟魔物的军需物资中继战，在那4次赌狗行为之中，秦风一共拿到了价值70个亿的物资。但请不要误会，这些收益并不是平均的。在过去的那4次赌狗行为之中，让秦风赚到钱的也就只有开头那一次。倒霉了3抽了，这一回老子要出击！秦风暗自在心中替自己打气。与此同时，一道提示音也在他耳边响了起来。提示：此行为有极大的风险，请玩家慎重考虑。听到这声提示音，秦风非常不屑地支付了500万金币，直接就选择了开启根本不听系统的 BB。和刚到这地窟通道之时不同，搜刮了风暴帝国2皇子的小金库，又搜刮了几十座军需处之后，秦风可谓是富得流油。区500万，对现在的秦风而言，也就只能算作是9牛身上的一根毛。叮咚，你花费了500万金币，开启了地窟世界赤血军团的军需物资中继战。提示音响起的那一瞬间，一道金色光芒便出现在了秦风的眼前。看到这道金光，秦风深呼吸了一口气，继续等待后续的提示。叮咚，你还偶尔了传说接装甲赤血军团的制式战甲 X11227。叮咚，你获得了传说接战靴赤血军团的制式战靴 X21647。叮咚，你获得的窟特有物资魔能石 X20215660。叮咚，你获得了神级材料 ASCG 导能金属原矿 X10000 标准单位。听到这几道提示音，秦风眼中顿时就出现了一抹惊喜神色。这几道悦耳的提示音证明了他的直觉并没有出错，这一次他确实算得上是时来运转，捡了个大漏。不说别的，单只是那些个装备便能够给秦风带去将近50亿的收益。制式装备和其他的装备不同，比较粗糙，不是很值钱。如果再加上那200多万个魔能石，秦风这一次的收获就能直接冲上70亿，和头一次开军需物资中祭典之时的收益差不多。然而，这些魔能石以及装备还不是秦风本次最大的收获。最让秦风感到意外的是，在这一次的抽奖之中，他居然获得了即便在游戏中后期也没那么容易拿到的神级材料 ASCG 导能金属原矿。ASCG 导能金属原矿是一种极其特殊的矿石，这种原矿只会出现在空间壁障薄弱之处，也就是地窟世界与表世界的连接点地窟通道。在剧烈的空间能量的冲刷之后， ASCG 导能金属原矿拥有了极其强大的能量传导能力，它的能量传导效率是神域大陆之中盛行的秘银的10万倍。然而，这还不是 ASCG 导能金属原矿能量传导效率的尽头。一旦将这种矿石提纯化成为毫无杂质的 ASCG 导能金属，它的能量传导效率就能再度上升一个数量级，达到秘银的1000万倍。有了如此恐怖的能量传导效率， ASCG 导能金属毫无任何意义的便成为了整个神域游戏之中最为名贵的材料之一。只不过有些可惜的是，此时的秦风并没有掌握到 ASCG 导能金属原矿提纯方法，不能完全利用好这些矿石。想到这里，秦风便将这些矿石收纳到了自己的储物空间之中，存放了起来。希望能够在前哨基地里搞到一整套的技术吧。我记得前世一个玩家就从一个前哨基地里弄到了这些东西，还搞出了7座曲速非洲。秦风自言自语着，他想起了前世里一个玩家的奇遇。在一次小型的位面战争之中，那位玩家从一个前哨基地里拿到了一套完整的技术，其中就包括了 ASCG 导能金属的提纯方法。利用这套技术，那位玩家更是在游戏之中制造出了曲速非洲，成为了除地窟势力之外唯一一个拥有着这等利器的存在。更后来，这位玩家则是凭借着曲速非洲，达到了让无数玩家都眼红的收益，以超越所有人的速度抢占了无数个13级的矿点。想到这里之后，秦风便调出了地图面板，朝着最后的目的地前哨基地而去了。和此前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决定将整个前哨基地掘地3尺。走出去70多公里之后，秦风一拍脑门门，懊恼地拧了拧自己的胳膊。靠！我咋把战争任务都给忘了？那也是钱啊！此前由于 ASCG 导能金属的刺激，使得秦风忘记了他摧毁这些据点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完成那些个战争任务。此刻回忆起最后那个据点还没有被摧毁，秦风也只能屁颠地返回。回到地窟魔物据点之后，秦风也不多浪费时间，直接就开启了幻影替身。刷刷刷刷，几十秒钟过后，整个据点之中便出现了无数个一模一样的秦风。下一刻，这些秦风同时飞上了天空，发动了群体伤害技能天外飞线。嘘嘘嘘嘘嘘，一连串的刀光闪过，秦风路线上的最后一个的窟据点就这么变成了一地的烟尘。与此同时，秦风的耳边也响起了一道道提示音：叮咚，你完成了 S 级战争任务，摧毁地窟魔物0231号据点，建议等级75级。叮咚，你获得了5000万金币，你获得了50亿经验值。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48级，你获得了600个自由属性点。听着耳边的系统提示音，秦风满意的点了点头。将新增的600个属性点全部加在了力量值之上过后，秦风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前往前哨基地，而是站在地上想了好一会儿，确定没有遗漏掉任何的流程之后，才动身朝地窟魔物的前哨基地而去。007号地窟通道前哨基地监测中心，看着面前的光幕，一个个人形地窟魔物的脸上写满了恐惧之色。30多个据点，2座战争堡垒，5个中继站点，居然全部被毁灭了。那些人类疯了吗？居然敢动我们的据点！此事必须上报长官，我马上就去。话音落下，一个希克斯迅速从椅子之上站了起来，3步并作2步，瞬间就冲出了监测中心，朝着前哨基地的指挥大厅而去了。
和大部分嗜血而疯狂的地窟魔物不同，希克斯族的魔物不仅拥有着和人类无比相似的外貌，还拥有着足以和人类相媲美的智力。更为确切地说，他们这一族就是前几次位面战争之中那些被劫掠到地窟世界之中的人类残留下来的血脉。很快，这个希克斯便来到了指挥大厅之中。此时的大厅里，地窟统领赤血炎龙的得力干将们正搂着魅魔觥筹交错着，欢声笑语，同酒杯一道，此起彼伏，你来我往，好不快活。看到这一幕，前来报信的这个希克斯一脸的焦急。一番思量之后，他也顾不得雅兴不雅兴的了，直接就往指挥大厅之中一跪，高声唱道：报告各位统领大人，我们的据点遭到人类的攻击，现在已经损失了30多座据点，2个战争堡垒，5个中继站点了。从这些据点被摧毁的顺序来看，人类这一次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前哨基地。小人消息带到，请各位统领大人定夺。话音落下，指挥大厅里顿时就陷入了一片死寂。然而片刻之后，一阵阵极其夸张的笑声却是在大厅之中炸响开来。希克斯族的人果然没有血性，居然以为那些个人类敢来进攻我们的前哨基地，笑死我了！哈哈，就凭那些废物人类，他们也够资格反攻我们？希克斯族的小家伙，回去检查检查你们的监测设备吧，他估计坏掉了。赶紧滚吧，再敢处在这里脏了我们的眼睛，信不信我立刻斩了你！听着统领们一句比一句还要难听的侮辱，这名希克斯族的年轻人脸红一阵白一阵。他很想反驳这些脑子不是很好使的蠢物，但是他的地位低下，还隶属于地窟之中最为低贱的希克斯族，他根本就没有反驳这些人决定的权利。想到这里，这名年轻的希克斯族人便称了一声是，转而便退出了指挥大厅所在的房间。然而就在他走出指挥大厅的那一刻，一阵无比刺耳的警报之声却是响起在了整个前哨基地的上空。居然这么快！年轻的希克斯心头一惊，他赶忙跑向了城头。抵达城头之后，这名年轻的希克斯便看到了无比震撼的一幕。只见高大威武的城墙之上站着1000多个气势恐怖的人类，这些人类有着一模一样的面孔，手中也握着一把泛着血光的长刀，居然是军团毁灭者。通过这堪称独一份的战斗方式，这名年轻的希克斯在一瞬间便猜到了眼前男子的身份，知道了眼前这些男子就是那名震整个地窟世界，毁灭了2个地窟军团，还击杀了1个地窟领主的军团毁灭者。这一瞬间，这名希克斯的心顿时就凉了下去，哇凉哇凉的那种。但是一阵冰凉过后，他却又感觉到了一阵解脱的快感。只要被眼前的这个军团毁灭者杀死，他就不用再过着那种一辈子都被魔物们看不起的生活了。想到这里，年轻的希克斯也不顾自己那垃圾的不得了的战斗力，哇哇叫喊着便朝秦风所在的方位冲了过去。魔君万岁！希克斯万岁！看着朝着自己冲来的这个魔物，秦风脸上露出了一抹无比玩味的笑容。作为重生者，秦风自然是知道希克斯族这种二鬼子的存在的，还真是软膝盖啊！被魔物奴役压榨了那么多年，居然还替人叫喊着万岁，真特娘的有意思。秦风一边感慨着，一边缓步朝着那名年轻的希克斯走去。走到那人近前之后，秦风斩龙之刃都懒得动用，直接用脚将这个二鬼子狠狠地踩在了脚下，剁成了一地的烂泥。做完这一切之后，秦风这才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到了前哨基地之中不断集结的地窟魔物之上。看了一会儿之后，城中的魔物也集结的差不多了，秦风也不再浪费时间，直接就开启了猩红之力。与此同时，秦风召唤出来的那些分身也复制起了秦风的行动。下一刻，磅礴的血气从一个个分身的身上升起，将整个城头都笼罩在了血气之中。叮咚，你开启了猩红之力，你获得了500%攻击力加成，你获得真实伤害能力。听到这声提示音过后，秦风直接就发动了斩龙闪，冲杀到了魔物们组成的军阵之中。他的那些个分身也在同一时间发动了技能，出现在了魔物堆里。整整1024个分身同时挥舞起了手中的利刃，将一个个的地窟魔物切削成了一地的碎肉。嘘2338W 清理据点用了8个多小时，暴雪已经过去了，虚弱期也过去了，现在没有暴血的加成。2338W 叮咚，你击杀了赤血军团士兵，你获得了500W 经验值，你的血量加5，斩龙之刃刀灵灵体强度加1，你的灵体强度加1。叮咚，你击杀了赤血军团士兵，你获得了500W 经验值，你的血量加5，斩龙之刃刀灵灵体强度加1，你的灵体强度加1。叮咚，你击杀了赤血军团武长，你获得了600W 经验值，你的血量加5，斩龙之刃刀灵灵体强度加1，你的灵体强度加1。在秦风恐怖的真实伤害能力以及那快到极致的攻击速度之下，一个个地窟魔物根本就没有挣扎的机会，瞬息之间就倒在了地上，变成了秦风的经验值。听着前哨基地之中此起彼伏的惨叫与砍杀之声，指挥大厅里面那些正搂着魅魔抱抱摇的指挥官们也反应了过来。怎么可能？人类哪里来的胆子，居然敢围攻我们的前哨基地？这些人类反了天了，简直！诸位，随我营敌，灭杀这些愚蠢的人类！片刻之后，指挥大厅里的地窟魔物们穿戴好了盔甲，朝着喊杀之声传来的位置走去，很快就到达了战场。看着战场之中那群肆意屠杀着自己士兵的人类，一个个魔物统领怒火上涌，就要冲上前去，用自己手中的钢刀砍断这些人类的脑袋。然而未等他们冲出去几步，他们之中便有人惊讶出声：咦，这些人怎么都一个长相啊？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些人就像是用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有啥的，人类不都一个样？不好，这刀，这是那个军团毁灭者！跑啊，快撤！必须通知领主大人，这个人类不是我们可以抵挡的。看清了秦风的长相，分辨出了秦风那个人风格非常明显的作战方式之后，这些个地窟魔物的眼睛里的猖狂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取而代之的是无与伦比的恐惧。他们以比来时还要迅速的速度退回到了指挥大厅之中，开启了远程通讯，叫醒了处于浅层次沉眠状态的赤血炎龙。尔等唤醒我所为何事？人类的战争堡垒攻占下来了。赤血炎龙充满压迫力的声音在魔物统领们的耳朵边上响起，回想起大军开拔那日，他们在赤血炎龙面前立下的军令状。指挥大厅的魔物们一个个不自觉地打起了哆嗦，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将此地发生的事情告诉赤血炎龙。看着自己的这些个部下的反应，赤血炎龙瞬间就明白了，攻占人类战争堡垒这件事儿恐怕发生了变故。不用担心惩罚，把你们现在的情况全部告诉我。赤血炎龙尽量压抑着心中的怒气，尽可能以平静的口吻问道。话音落下，指挥大厅里的魔物统领们更加担忧起自己的小命。在地窟世界领主残暴程度排行榜之中，赤血炎龙要是排在第二，就没有人能够排在第一。常年和这样一个领主打交道，这些魔物统领又怎会不知这隐藏在平静表面之下的暴风雨？不过就这么拖着也不是办法。就秦风那恐怖到极致的杀人速度，他们每拖延1秒钟，赤血军团就会遭受到无比巨大的损失。一旦赤血军团的小兵们被秦风杀光了，他们同样要受到赤血炎龙的惩罚。横竖都是死，还不如老老实实的把此地的情况快点说出来，让赤血炎龙来对付那个军团毁灭者。一念及此，魔物统领们便将秦风在前哨基地里疯狂杀戮的事情说了出来。听完了属下的讲述，赤血炎龙眸子里顿时就升起了一股子无法抹去的怒意。军团毁灭者？什么狗屁军团毁灭者？塔格拉玛和欧内斯特那两个废物带出来的兵，也配与我相提并论？你们给我拖住那个人类小子，我马上就到。记住，千万别让他跑了，如果不然，我砍了你们的狗头当尿壶。话音落下，赤血炎龙直接就切断了通讯，朝着前哨基地所在的位置而去。和秦风此前遇到的欧内斯特以及塔格拉玛不同，赤血炎龙是有着大领主称号的存在，是神阶4段的绝强地窟生物。在当前神阶4段之上的地窟生物处于沉眠状态的情况之下，赤血炎龙就是当之无愧的顶级高手。一个小小的人类，我不去找你的麻烦就算了，居然还敢跑到我的头上动土，真他妈的是活腻歪了。今天我要是不踩碎你的脑袋，咬烂你的骨头，我就不叫赤血炎龙。赤血炎龙一边朝着前哨基地的位置猪突猛进，一边在心中叫骂着。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前哨基地之中那个被他设定成击杀目标的男人正淡淡的笑着，等待着他的到来。战场之中，感知到魔物统领与赤血炎龙之间的通讯被掐断之后，秦风便摊牌了，不再继续掩饰。没错，早在他带着分身围攻这前哨基地之前，他就想好了如何把赤血炎龙给调出来。为了节省时间，秦风故意放过了那几个魔物统领，给了他们联系赤血炎龙的机会。如若不然的话，就凭秦风那恐怖到极限的伤害能力，都不用开启暴血，便能在瞬息之间清空整个前哨基地里的魔物。如今这些个魔物已然完成了他们的任务，秦风自然便没有了理由继续留着他们。想到这里，秦风本尊手指一勾，与此同时，1024个秦风同时发动猩红之刃。下一刻，整整153600把猩红之刃便凝聚而出。嗡嗡嗡嗡，震耳欲聋的嗡鸣之声在整个前哨基地之中响起，让整个前哨基地都跟着震动了起来。察觉到这一份变动，指挥大厅里的那些个魔物统领瞬间就变了脸色。通过之前的那2个军团被团灭的事迹，这些个魔物统领知道了传说中的那个军团毁灭者有一个能力极其夸张的大招，那就是一朵会滴溜溜旋转的血色莲花。只要这莲花旋转的声音响起，就会有无数地窟魔物的大好头颅被切削下来。此前秦风没有释放猩红之刃之前，这些个地窟魔物们还以为此时的秦风没有办法释放这等堪称逆天的秘术，还在那里暗戳戳的高兴。然而当一阵阵嗡鸣之声响起的那一刹那，这些地窟魔物的心却像是被揪住了一般，无比紧张地跳动了起来。惊恐之下，这些地窟魔物统领大着胆子走出了指挥大厅，朝着天上看去。下一刻，这些魔物的瞳孔瞬间就放大了数倍，他们的眼珠子几乎就要从眼眶之中跳出来。居然真的是那种秘术，完犊子了呀！这军团毁灭者是要斩尽杀绝呀！早知道是这样，我们就不该来这前哨基地，待在家里它不香吗？跑啊！愣着干嘛呢？声音响起，魔物统领瞬间就反应了过来，撒开腿就要跑。然而早已盯上他们的秦风又怎么可能让到手的鸭子就这么无端飞走？只听得唰的一声，秦风一个斩龙闪便出现在了这些个地窟魔物的面前，滴溜溜旋转着的血莲花也飞到了这些魔物的身后，堵死了这些魔物的身位。看着眼前凶神恶煞的秦风，又看了看身后不断逼近的血色莲花，魔物统领们顿时就慌了神。他们咆哮着冲着秦风大吼道：军团毁灭者，你不要气魔太甚，逼急了我们你也不会好过。对，你最好放我们离开，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赶紧让路，不然我们就对你不客气了。我们赤血军团可不是欧内斯特和塔格拉玛那2个废物军团可以比拟的，我劝你不要比我们，不然咱就来个鱼死网破。听着这些地窟莫无限色厉内荏的话，秦风瞬间就笑了。这些地窟魔物也是好玩，都到这种关头了，居然还敢炸他。不过这样一来也确实给秦风带去了不小的乐子。感激之下，秦风决定给这些个魔物一点痛快。心念一动，血莲花便有了动作。一瞬间，血莲花旋转的速度骤然加快，一息之间便达到了7600转，比那摩加特林菩萨还要慈悲。3507W 3507W 3507W 猩红之刃升级之后，每把猩红之刃都能够继承秦风150%的攻击力。也正因此，这些猩红之刃的伤害值便达到了极其恐怖的3507W 真实伤害。嘘嘘嘘嘘嘘嘘，一连串利刃割破血肉的声音响起，秦风面前的魔物将领们瞬间就变成了一地烂肉，死的不能再死了。
同一时间，一道道提示音也在秦风耳畔响了起来。叮咚，你击杀了赤血军团统领88级史诗阶魔物萨卡斯基，你获得3亿经验值。你的血量+5，斩龙之刃刀灵灵体强度+1，你的灵体强度+1。叮咚，你击杀了赤血军团统领89级史诗阶魔物根本一郎，你获得3亿经验值。你的血量+5，斩龙之刃刀灵灵体强度+1，你的灵体强度+1。叮咚，你击杀了赤血军团统领88级史诗阶魔物日川冈本，你获得3亿经验值。你的血量+5，斩龙之刃刀灵灵体强度+1，你的灵体强度+1。听着这些提示音，秦风也不着急这收减战利品，他带着猩红之刃汇聚而成的血莲花，便回到了前哨基地之中，开始屠杀基地里的地窟士兵。霎时间，前哨基地之中掀起了一阵血色的风暴，数十万的地窟魔物化作一道道血雾，弥漫在了整个前哨基地之中。叮咚，你击杀了赤血军团士兵，你获得了500W 经验值。你的血量+5，斩龙之刃刀灵灵体强度+1，你的灵体强度+1。叮咚，你击杀了赤血军团士兵，你获得了500W 经验值。你的血量+5，斩龙之刃刀灵灵体强度+1，你的灵体强度+1。叮咚，你击杀了赤血军团武长，你获得了600W 经验值。你的血量+5，斩龙之刃刀灵灵体强度+1，你的灵体强度+1。叮咚，你又毁灭了一个地窟军团，地窟势力对你的好感度下降100点，当前好感度300，当前关系不死不休+2。叮咚，检测到你已完成了 SSSS 级任务毁灭地窟赤血军团，你获得5亿金币，你获得500亿经验值。叮咚，检测到赤血军团大统领地窟大领主赤血炎龙正在向你靠近，击杀此单位之后，你可以获得本任务的额外奖励，当前剩余击杀时间15个小时。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49级，你获得了600个自由属性点。世界通告，检测到华夏大区玩家天意首次完成了 SSSS 级战争任务，特奖励金币100亿，特奖励幸运点25点，特奖励神级武器抽取宝箱 X3，特奖励永久性领地 buff 2级加速效果。玩家天意的领地建设生产速度提升 75%， 希望全世界玩家向天意学习，做大做强，创造辉煌。世界通告，检测到华夏大区玩家天意首次完成了 SSSS 级战争任务，特奖励华夏大区永久性增益 buff 第一大区的冠冕效果。华夏大区玩家经验获取速度提升 25%， 希望华夏大区的玩家能够勇猛精进，不断攀登高峰，也希望其他大区的玩家向华夏大区玩家学习，做大做强，创造辉煌。第一道世界公告出现的时候，全世界的玩家瞬间就懵逼了。100亿的金币，25点的幸运值，3个神级的武器抽取宝箱，再加上一个永久性的领地 buff， 摧枯拉朽一般便将全世界绝大部分玩家的热情给浇灭了。因为此时的他们已经预见到了，无论他们怎么努力，他们都不可能追得上秦风。然而当第二道世界公告出现之时，这个局面却是迎来了2极反转。华夏大区之外自然还是哀鸿遍野，一个个玩家吼叫着汽油山号不玩了，但华夏大区的玩家们却像是被打了鸡血一般，兴奋的嗷嗷叫：天意大佬牛逼啊！天意大佬万万岁！天意大佬永远的神！25%的经验获取速度提升，我他妈这是要起飞的节奏啊！我现在已经12级了，有了这个 buff， 我就有信心在3天之内突破到13级。感谢天意大佬，我要给天意大佬立牌位。么啊！天意大佬好兄弟啊！自己吃肉都不忘了给兄弟们整一口汤喝。华夏的贴贴们，我是熊国人，我现在转区到华夏还有希望吗？楼上的，你是毛子还是毛妹？腿长不？宁波大不大？我是毛妹，腿还挺长。后面那句啥意思？嗨嗨，欢迎全世界美女玩家来我们华夏大区，我们华夏人一向热情好客，男的别来，来了有猎枪。要什么毛妹？天意大佬牛逼！世界频道之中聊天的画风歪了又正，正了又歪，就好像那些个工会管理者的心情阴了又晴，晴了又雨。为了共同抵制秦风带来的巨大威胁，各大区的顶级工会的管理者直接就联系上了，拉了一个群聊。75%的领地生产速度加速，100亿金币，这天意到底还给不给我们活路？这天意简直太恐怖了吧！游戏发展到现在，他一个人几乎拿走了所有的世界公告和首杀奖励。如果仅仅只是这样的话，还比较好办。但你们可别忘了，天意现在可是拥有着足以击杀神灵的力量，怎么办啊？各位，不要忘了，我们可都是跟天意签署过那个协议的，就这么让他发展下去，我们岂不是真要按照协议上说的那样，将自己的收益交一半给他？此话一出，聊天群的气氛顿时就冷了下来。每个参与聊天的人都想起了不久之前他们签署的那份协议，想着44天之后的矿脉争夺战，想着那数之不尽的矿产资源和金币，这些个工会管理者的心都在滴血。在别的游戏里，可从来都只有他们这群玩工会的欺负散人玩家的份儿。结果到了神域之中，他们不但发挥不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反而处处被一个散人玩家碾压着。沉默着，倭国大区一个名叫牛魔王的玩家发言了：我们团结在一起吧，我们各自将各自大区的工会整合到一起，我们一起去刷成就，刷首杀，刷资源。我们必须达成一致，暂时放下自己心中的那点小计算，将我们全部的力量整合在一起，不然我们终有一天将会成为天意的垫脚石，我们拿到的所有的资源都将被天意夺取。不，那不是被夺走，而是我们心甘情愿的给天意上供。此话一出，聊天室顿时就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但是在这寂静的表面之下，却隐藏着一股惊涛骇浪。作为顶级工会的管理者，参与到聊天室的这些玩家，在现实之中都有着超级高的社会地位，不是什么二代子弟，就是什么豪门继承人，其中甚至还有大名鼎鼎的沪上皇，更有趴在整个华夏人民的背上吸血的40大盗集团继承人。
这些人生来就无比的傲慢，他们理所应当的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只能是他们的。在现实世界之中，他们却是也享受到了远超于常人亿万倍的物质资源。两相辉映之下，这些人心中的傲慢就如同温床之上滋养的病毒一般，肆意疯长着。平日里看不大出来，但一到了他们在意的事情之上，这些虚浮的傲慢就会像 SP 看到美女之时嘴边溢出来的哈喇子一样显露无遗。上供？凭什么让我们给他上供？我不答应，我也做不了这种事儿，从来都只有别人给我上供，老子就没有给别人上供过。联合吧，我们联合在一起，联合，用金钱把天意砸到。看着面前的世界公告，秦风淡淡一笑。此时的他并不知道，因为2道世界公告，他已然被全世界最为顶级的那一群富家子弟给盯上了。当然，即便他知道了这些事儿，他也不会有半点的在意。强者从来不去看弱者的愤怒，正如炽烈的太阳从来不会去在意萤火虫的微光。打开了背包，秦风从背包之中取出了亡灵召唤令，而后他便将里面的亡灵全部都释放了出来，帮他收捡战利品。此时，整个前哨基地的地窟魔物都已经被他杀绝了，地面上到处都是魔物们遗留下来的战利品。收捡这些东西可得花费不少的功夫。叮咚，你还偶尔了传说街装甲赤血军团的制式战甲 X131257。叮咚，你获得了传说街战靴赤血军团的制式战靴 X214264。叮咚，你获得了金币122356枚。叮咚，你获得地窟特有物资魔能石 X2002156。7、8分钟过后，秦风的亡灵士兵便将地面上的战利品收捡了起来。听着耳边响起的一道道提示音，秦风脸上的笑意愈发浓厚。这一波他可算赚大发了，只要他把这些装备全部分解完，他就能获得价值将近500亿的材料。这些材料不管是自己用，还是交给海瑟薇拿去卖，都是非常合适的。想到这里，秦风非常感恩地找来了3个人性魔物的尸体，将他们倒插在了地上。上香！做完这一切之后，秦风则将目光放到了远处的地平线上，等待起了赤血炎龙的到来。也没有等多久，秦风便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赤血炎龙提着外卖出现在了地平线之上。感觉到赤血炎龙出现之后，秦风顿时就笑得更开心了。如果这个世界之中存在着美团的话，秦风一定推荐赤血炎龙到里面去任职。不说别的，单单就是这个准时的程度，便已经吊打了许多的外卖小哥，搞得秦风很想给赤血炎龙点个赞。一念及此，秦风便有了动作，他直接开启了6度暴血，准备用较高的礼节来迎接赤血炎龙。叮咚，你发动了专属技能暴血，开启1度暴血，获得2倍全属性增幅，血量上限提升，锁血解除，可以通过吸血等手段恢复。血量下降一半，持续30分钟，结束后将面临6个小时的虚弱期，可以通过再度暴血解除。叮咚，你发动了专属技能暴血，开启2度暴血，获得4倍全属性增幅，血量上限提升，锁血解除，可以通过吸血等手段恢复。血量下降一半，持续30分钟，结束后将面临6个小时的虚弱期，可以通过再度暴血解除。叮咚，你发动了专属技能暴血，开启6度暴血，获得64倍全属性增幅，血量上限提升，锁血解除，可以通过吸血等手段恢复。血量下降一半，持续30分钟，结束后将面临6个小时的虚弱期，可以通过再度暴血解除。瞬息之间，暴血完成，一道极其恐怖的气息从秦风的身体之中爆发了出来。经过暴血的强化之后，秦风的智力值直接就冲破了30万大关。在如此高额的智力值之下，秦风的精神力瞬间就将远在地平线之上的赤血炎龙给笼罩了而进去。感受到感知变得无比清晰之后，秦风直接就开启了探查之眼，查看起了赤血炎龙的信息。地窟大领主赤血炎龙博尔洛修斯，等级129级，神阶3段，等阶神阶4段，血量500亿，龙族血统42%，攻击力 1800W， 防御力 600W， 技能神级防御、神级抗性、神级恢复、神级战斗技能、魔法免疫、龙与魔法，神级龙之吐息、龙威、龙之爪、返祖、鲜血仆从召唤术、血统提纯、远古龙皇的祝福、血手修罗的庇佑。权柄重力操控、炎之掌控、血之掌控。领域炎龙领域。介绍：地窟之中的领主掌握着低等湮灭能量，是个极其恐怖的存在。看完了赤血炎龙的信息之后，秦风总感觉有那么一点点的熟悉，但是这熟悉的感觉却又有些说不清道不明。想了一会儿之后，秦风实在没有想清楚其中关节所在，索性就不想了，也不浪费时间。估摸着赤血炎龙到达了斩龙闪的距离之后，秦风直接从城头之上跳了下来，朝着赤血炎龙的位置就闪了过去。唰的一声，秦风跨越了1万码的距离，出现在了赤血炎龙那硕大的身躯之前。由于开启了6度暴血，秦风的生命值已然被削减了整整64倍。在此情况之下，秦风没法直接开启猩红之力，获取真实伤害能力以及攻击力提升。但是秦风丝毫不慌，早在屠杀那些个地窟魔物之时，秦风的鲜血魔警便已经积蓄满了血量。秦风心念一定，瞬间就主动释放了鲜血魔警。升级过后，鲜血魔警的效果可以主动释放，能够回血加护盾。叮咚，你是使用了鲜血魔警，当前血池积蓄血量 4897W， 10倍于暴血之前的生命值，你恢复了 4897W 的生命值，6度暴血，生命值上限提升64倍。血气狂涌，瞬间就把秦风的状态给抬了上去。而后拥有了足够的血量之后，秦风直接就开启了猩红之力。霎时刻，无比狂暴的血气从秦风的躯体之上喷薄而出，瞬间就将秦风的攻击力提升 500%， 并赋予了秦风真实伤害的能力。感觉都身体的变化之后，秦风抬起染血的双瞳，淡淡看了赤血炎龙一眼，视线刚一交汇在一起，赤血炎龙就不由自主地打起了寒战，就仿佛是一种存在于血脉之中的恐惧，
被眼前的这个男人给唤醒了。未等赤血炎龙反应过来，秦风抬手便斩。嘘！斩龙之刃那泛着血光的利刃瞬间就切断了空间，以快到极致的速度落到了赤血炎龙那庞大的身躯之上。嘘的一声，一道巨大的口子砰然炸开，赤血炎龙的龙血狂涌而出，与之相随的是一条赤红如血的暴击伤害数值条。14亿！赤血炎龙免疫魔法标记对他没用。叮咚，你攻击了赤血炎龙，造成了14亿伤害。5阶称号嗜血修罗效果发动，你获得 6.3 亿治疗，你的生命值恢复到满状态。一刀下去，秦风的状态直接就拉满了，使得秦风那本就无比强大的气息变得更加的恐怖。和秦风此时超级良好的状态不同，遭到重创之后的赤血炎龙则是恐惧的不行不行的。如此平平无奇的一刀，居然就砍掉了他将近 3% 的血量。照这个情况发展下去，估计用不到1/10秒，他就得惨死在秦风的刀下。赤血炎龙好后悔，此时的他总算是明白了秦风为什么能够那么轻易的抹杀掉塔格拉玛，为什么能够接二连三的毁灭一个个地窟军团。但知道归知道，地窟世界可不相信眼泪，也没有后悔药卖。想要活命，想要继续在地窟世界里当他的大领主，他就必须竭尽全力从这个比恶魔还有恐怖的男人手里逃出去。想到这里，赤血炎龙也不犹豫，直接就调动了他的权柄之力，血之掌控。在权柄之力的影响之下，地上散落的鲜血迅速倒流回了赤血炎龙的身体，他的生命值也在这倒流的鲜血的影响之下迅速提升。和秦风之前遇到的那2个地窟领主不同，赤血炎龙博尔洛修斯拥有着超级强大的自我恢复能力，而这能力则是来源于他所掌握的权柄血之掌控。虽然以赤血炎龙的位格并没有摸清楚这个权柄的1/1000，但是他却是可以利用他祖辈传下来的力量，催动这本不属于他们一族的权柄之力。看着地面上的血液不断回流进赤血炎龙的躯体之中，秦风停下了手中的攻击，一脸不解的仔细辨别着。此时赤血炎龙所展现出来的权柄给了他一种极度熟悉的感觉，这感觉就跟此前看到赤血炎龙信息之时非常相似，唯一的差别就是秦风此刻的体悟更加深刻了一点。可奇怪的是，无论秦风如何在自己的脑海之中搜寻，他终究是没有找到半点的线索，只能被这熟悉的感觉痛苦的折磨。思绪跳跃着，秦风一咬牙，强行掐断了脑海之中的联想，决定先把赤血炎龙宰了，拿到任务的额外奖励之后，再从赤血炎龙爆出来的战利品之中去寻找线索。一念及此，秦风直接就开启了猩红国度。浓郁的血气之力以秦风为原点，向四面八方的位置溢散而去，瞬息之间就把周围2万码的空间笼罩了进去。猩红国度形成之后，秦风瞬间就化身口含天线的天神，声音如同雷鸣一般落下：此地静止，血之掌控。话音落下，猩红国度之内沸腾的血液瞬间为之一僵，停滞了翻涌。片刻功夫过后，这些涌动着的血液才回转到了他们原有的轨迹之上。一条条血色的锁链从领域之中生出，将此间之中某个无形的东西束缚了起来。驱散了赤血炎龙的权柄之后，秦风不但没有半分欣喜，反而被无尽的诧异填满了心神。得到猩红国度之后，秦风也封禁过很多次权柄之力，但过去的那些次里，秦风都没遇到过今日这般光景。作为猩红国度的拥有者，秦风非常敏锐地发现，当他出生禁止血之掌控之时，猩红国度居然出现了片刻的犹豫。这特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无来由的变故让秦风怒气横生。为了排遣心中那令他抓耳挠腮都不得其解的困惑，秦风提起斩龙之刃，便冲向了因为丧失了权柄之力而愣在了原地的赤血炎龙。瞬息之间，秦风便冲杀到了赤血炎龙的身前。嘘嘘嘘嘘，斩龙之刃锋利无比的刀刃便落到了赤血炎龙的躯体之上。14亿，14亿，14亿！在秦风恐怖到了极点的攻击速度之下，持续炎龙的生命值迅速下降。在求生意志的加持之下，赤血炎龙爆发出了远超平常的反应能力，在千钧一发之际，连续发动了2个技能：反祖、血统踢春。赤血炎龙的身形骤然暴涨，与此同时，炽烈的血气从赤血炎龙的身体之中喷发而出。叮咚，赤血炎龙发动了反祖，获得 1000% 全属性提升。远古龙皇的祝福激活，赤血炎龙获得 2000% 全属性提升，持续3分钟。叮咚，赤血炎龙发动了血统提纯，龙族血统从 42% 提升到 61%。赤血炎龙获得 1000% 全属性增幅，血手修罗的庇佑激活，赤血炎龙获得 1000% 总生命护盾。听到这2声提示音，秦风瞬间就愣在了原地。此时的他终于抓住了那一直折磨着他的熟悉感觉。是的，就是那一句血手修罗的庇佑。获得 SSSS 级职业猩红收割者之后，秦风不再能学习其他的技能，只能通过等阶的晋升以及只发生过一次的奇遇来获得猩红收割者的专属技能。其中鲜血魔警属于是后者，其他的那些个专属技能则是属于前者。后来晋升到猩红主宰之后，秦风同样也是这般，只能通过等阶的提升获得技能，没有任何的改变。随着自身等阶的提升，秦风获得了整整9个专属技能，分别是猩红之刃、猩红标记、猩红断头台、猩红之力、鲜血魔警、鲜血统御、猩红决斗、猩红国度、暴血。从这些技能的名字之中，秦风发现了一个规律，他的这些个技能要不就带着猩红2字，要不就跟血挂钩。与之相应的，秦风的称号也是这般。前3阶之时，秦风的称号是猩红收割者，后面则是猩红主宰。按照神域之中3阶一个变化来计算，晋升到7阶之后，秦风的称号很有可能还跟猩红或者血有关系。而那道响起在秦风耳边的提示音，就好巧不巧的提及了一个称号血手修罗。听着那个刺耳的血字，
秦风的心中瞬间就升起了一个大胆的猜想，这个赤血炎龙有很大的可能和秦风自己有着不小的干系。一念及此，秦风的脑海之中瞬间就闪烁出了一道灵光。血手修罗的庇佑，获得1000%的总生命之护盾，这特么不就是鲜血魔警的翻版吗？血之掌控，血液回流，这特么不就是鲜血魔警的存血效果的削弱版吗？还有那个血统提纯1000%全属性增幅，这特么的不就是只能动用一次的暴血吗？马勒隔壁的这个蠢龙居然敢偷用老子的能力，怪不得禁止血之掌控之时，猩红国度会有那样的反应，原来我特么是在禁止自己。想到这里，秦风恨不得把眼前的赤血炎龙生吞活剥了。但是想着赤血炎龙可能获得过上一代或者是上代猩红收割者留下来的遗产，拥有了本该属于秦风的力量，秦风确实又不愿意贸然动手把这条蠢龙弄死，毕竟杀龙容易，想要再遇到与猩红有关的机缘可能难了。于是乎，秦风握刀的手紧了又紧，终究是没落下去。可就在秦风犹豫之际，异变却是突然发生。只见赤血炎龙扑通一声就跪倒在了秦风的面前，用2只前爪捂住了自己的脑袋，哆哆嗦嗦地喊了起来：“主人饶命啊！”小龙有眼不识泰山，无意冲撞了主人，主人饶命啊！赤血炎龙喊声极其的粗大，生怕秦风没有听到他的话，一刀就把他给剁了。早在秦风展开猩红国度的那一刻，赤血炎龙便已经认出了这能力的来由。那能力属于远古时期的一位超级强者，属于那最为闪耀的年代里那一轮夺目的血色骄阳、猩红收割者、猩红主宰、血手修罗塔玛西。也正是因为察觉出了秦风传承了那一位绝代强者的力量，延续起了那份埋没在了历史尘埃之中无数万年的契约，赤血炎龙直接就懵逼了，没能在第一时间回过神来向秦风说明自己的来历。好在死亡的威胁之下，在求生意志的加持之下，赤血炎龙博尔洛修斯成功从那一抹超越时间的震撼之中回过了神来，从自身的血脉之中寻找回了那一份先祖龙皇与塔玛西订立的契约。情况危急，由不得赤血炎龙半分犹豫，他直接就拜倒在了秦风的面前，将秦风奉为主人。赤血炎龙想的很简单，只要他能够抓住秦风的注意力，让秦风停下攻击，他就有希望借助那一份契约活下去。显然赤血炎龙成功了，他的那声主人成功抓住了秦风的注意力，将秦风定在了原地。松了松手中紧握着的斩龙之刃，秦风冷冷看了赤血炎龙一眼，淡淡问道：“你叫我什么？”“主人啊，我可找到您了。为了等您出现，我们一族已经等了无数万年了，我的父亲、爷爷、祖爷爷都嗝屁了，好在我这一代，我终于等到了您出现。”赤血炎龙生怕秦风一刀把自己给砍了，也不换气，直接就将无数年前猩红收割者与龙皇订立下来的那份契约及后面发生的故事告诉了秦风。叮咚，检测到你成功触发了 SSSS 职业猩红收割者的隐藏任务远古契约，接受本契约之后，赤血炎龙及其直系血脉将成为你的附庸，且永世不可背叛。拒绝此契约，此契约当即废除，赤血炎龙及其直系血脉顷刻间灰飞烟灭，请玩家做出抉择。赤血炎龙的话音落下，秦风的耳边便响起了一道系统的提示音。秦风表情一愣，他此次调来赤血炎龙图的之时，赤血炎龙的灵魂结晶和能量核心，没想到居然出了这么个岔子，直接就让一把神器的材料变成了他的仆从。看了看赤血炎龙，比对了一下斩龙之刃的饲料和赤血炎龙孰轻孰重，秦风一时间便犹豫了起来。赤血炎龙战斗力虽然不强，等阶也只有神阶4段，最多也就只能在中后期的时候帮秦风一点小忙，到了真正的大后期，只能算是渣渣。但是赤血炎龙毕竟是个神阶的生物，有这么个生物给自己当仆役也还行。思量了好一会儿之后，秦风恋恋不舍地将目光从赤血炎龙的身上收了回去。要不是看在这小龙的龙血含量有42%，秦风说什么也要把它变成斩龙之刃的饲料。起来吧，我不杀你了，谢主人恩典。小龙愿意为主人赶赴刀山火海，只要主人一句话，小龙绝不会有半点推脱。赤血炎龙感激涕零地收回了放在脑门上的爪子，与此同时，一滴精血从他的眉心之处钻出，落到了秦风的面前。秦风伸手在那精血之上一点，一道玄奥的符文一闪而逝。同一时间，一道提示音在秦风耳边响了起来：“叮咚，你完成了 SSSS 职业猩红收割者的隐藏任务远古契约，赤血炎龙及其直系血脉0，没有一个龙血含量超过30%的，成功成为你的仆役。你随时可以决定赤血炎龙及其直系血脉的生死。叮咚，你完成了 SSSS 职业猩红收割者的隐藏任务远古契约，你获得了赤血炎龙的记忆，本系统已为你抽取出有价值的部分，已发送完成。”听到这2声提示音，秦风只觉得有点亏，他哪想得到赤血炎龙居然一个有用的子嗣都没有。一边感慨着，秦风一边打开了赤血炎龙的记忆，查看了起来。一番查看之后，秦风对于赤血炎龙所拥有的势力、魔技关系、技术能力等等有了极其详尽的了解。全面了解了赤血炎龙之后，秦风开始在脑海之中计划着如何利用赤血炎龙捞好处。片刻功夫过后，秦风便想好了法子。在他前世的记忆中，地窟势力会在不久之后开启位面战争，全力进攻表世界。到那时候，9大地窟将会同时暴动，无穷无尽的魔物将从地窟之中涌出。眼下，秦风拥有了一个地窟大领主仆役，都不提他那恐怖到了极点的战斗能力，仅只依靠赤血炎龙的间谍行为，秦风都能获取到近乎无限大的先发优势。想到这里，秦风便对赤血炎龙安排道：“你回你自己的领地去，好好经营你的实力，每30天给我送一批魔能石，数量你自己去想。此外，地窟那些魔物们要是有什么动静，你需要在第一时间用契约联系我，
除此之外，别找我。我话说完，你滚吧。话音落下，赤血炎龙忙不迭地开始点头。激活了契约之后，秦风的话对于赤血炎龙而言就是金科玉律。一旦赤血炎龙对秦风的命令有半点的微词，他就会立刻遭到契约的反噬。在此情况之下，赤血炎龙自然不敢升起半点辩驳的想法。主人，那小龙就退下了，我一定会帮主人经营好领地，也会做好间谍工作，请主人放心。说完这话，赤血炎龙便撅着大腚，一步一步往后方退去。秦风长呼一口气，不再去管赤血炎龙，直接就转过了身子，径直朝着前哨基地走去了。签订了契约之后，秦风便阅读了赤血炎龙的记忆，并没有从赤血炎龙的记忆之中找到足够有价值的东西。为此，秦风也只能将目标对准了眼前这个前哨基地，希望能从这个由7位大领主轮替共治的前哨基地的军需处之中捞到好处。很快，秦风便找到了这座前哨基地的军需处。秦风的意识刚一与军需处连接在一起，一道系统的机械提示音便在他的耳边响了起来。叮咚，恭喜玩家发现了007号地库通道004号前哨基地的军需物资储藏点，是否消耗1000万金币提取此节点之中的物品？提示：此行为有极大的风险，请玩家慎重考虑。007号地库通道之中一共有4个前哨基地，基地的号数越大，离人族的战争堡垒也就越近，基地里储藏好的军需物资也就越多。也不犹豫，秦风直接消耗了1000万的金币，开启了这个储藏点。叮咚，你花费了1000万金币，开启了004号前哨基地军需物资储藏点。叮咚，你获得传说街制式套装30万套。叮咚，你获得魔能石261、5689枚。叮咚，你获得史诗街道具曲速非洲 X27。叮咚，你获得了史诗街图纸曲速非洲制造图纸 X1。叮咚，你获得史诗街材料曲速引擎 X18。叮咚，你获得了史诗街图纸曲速引擎设计图纸 X1。叮咚，你获得了史诗街材料克洛卡多金属 X1800000 千克。叮咚，你获得了史诗街材料萨卡拉扬的控制核心 X18。叮咚，你获得了史诗街材料 ASCG 导能材料 X1700000 克。听着耳畔响起的一道道提示音，秦风瞬间就愣住了。此前在阅读赤血炎龙的记忆之时，他就知道了最近有一批贵重的军需物资运送到了这004号前哨基地，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一批军需物资的价值居然如此的丰厚。这一次搜刮，秦风不仅拿到了30万套传说街的制式装备套装，还让他拿到了200多万个魔能石。光是这么一笔财富，就能在秦风那么多次收获之中排到前3的位置。然而，这还不是秦风本次抽奖最大的收益。最让秦风心动的是那27座曲速非洲以及18座曲速非洲的制造材料设计图纸。和这些东西比起来，那30万套装备以及200多万个魔能石，只能算是九牛身上的一根毛。曲速非洲是神域游戏中期最为恐怖的运输道具，没有之一。即便进行到了游戏的大后期，曲速非洲的运输效率也只在空天母舰和超次元传送装置之下。每一座曲速非洲都可以运输2万名战士，并能够在半个小时的时间之中，将这些战士送往神域大陆的任何一个位置。启动、跃迁、降落。可以这么说，有了这东西之后，秦风攻打神域大陆上的其他4个国家将会变得无比的轻松加愉快。他将不再需要保留任何的机动力量，因为他的军团就是这神域大陆之中最为强大机动力量。想到这里的时候，秦风耳畔无比突兀地响起了一道道系统提示音。叮咚，你截胡了地窟333位大军联合制造的曲速非洲，阻断了地窟大军们联合行动的步伐。地窟世界对你的好感度下降300点，当前好感度-500点，当前关系不死不休+4。叮咚，你破坏了地窟333位大军联合制造的计划，阻断了地窟大军们联合行动的步伐。版本大事件位面战争，地窟入侵延后50天，本事件将于120天之后开启，请做好准备。叮咚，你破坏了地窟333位大军联合制造的计划，阻断了地窟大军们联合行动的步伐，延后了版本大事件位面战争，地窟入侵。特奖励建筑等阶晋升卷轴2阶 X1， 特奖励经验值1000亿，特奖励金币200亿，特奖励幸运值20点，特奖励工会守护神兽位置拓展卷轴 X3。听着耳畔的提示音，又看了看躺在背包之中的主城等阶晋升卷轴，秦风兴奋的都快要跳起来了。如果说获得了曲速非洲之后，秦风就能够打造一支拥有着超强机动能力的军队，那么在得到了主城等阶晋升卷轴之后，秦风就能让他的部队拥有更加强大的作战能力。只要升级了主城，秦风就可以继续升级他的那些个建筑，研发新的技术，生产更高等级的士兵，提升所招募到的英雄的数量和质量。除开主城等阶晋升卷轴，秦风这一次还拿到了3张工会守护神兽位置拓展卷轴。有了这个东西之后，秦风就能够将突破工会神兽数量的限制，拥有最多7只工会守护神兽。想到这里，秦风便决定找个时间成立个工会，把刷一刷工会成就和工会等级。除开主城晋升卷轴和神兽位置拓展卷轴，秦风这一次还拿到了1000个亿的经验值，200亿的金币，20点的幸运值，可谓是赚疯了。唯一有些不好的是，这一次的搜刮使得本要到来的位面战争延后了50天，地窟势力需要时间做新的运输工具。不过这倒也难不倒秦风，收复了赤血炎龙之后，这地窟世界之中便有了秦风的眼睛。只要等秦风统一了大陆，扫灭了那些个杂音，他就能随时掀起位面战争，带着表世界里的人类进攻地窟世界。想到这里之后，秦风愈发迫切的想要离开地窟世界，回到自己的领地之中去。打开地图，规划好回城的路线之后，秦风就出发了。7个多小时过后，一路走，一路杀，顺手毁灭了回城路线上的最后一个地窟魔物的据点之后，秦风的等级也到达了50级。叮咚，你的等级提升了，
当前等级为50级，你获得600个自由属性点。叮咚，你的等级已经达到了当前等阶极值，完成职业5转之后方能继续升级。叮咚，你获得 SSSS 级职业猩红主宰转职任务，寻找失落的猩红祭坛。本任务为必须完成的任务，无法豁免。任务详情请在任务面板之上查询。听到耳畔的系统提示音，秦风打开了自己的任务面板，查看起了新获得的转职任务。转职任务：寻找失落的猩红祭坛，第1环，等级 SSSS。任务介绍：猩红的意志代代相传，作为猩红的继承者，你需要在历史的尘埃里找到失落的猩红祭坛。任务目标：1. 找到失落的猩红祭坛。2. 消灭遗迹守卫者。任务成功奖励：1. 全属性提升 10%。2. 获得开启下一环任务的资格。任务失败惩罚5。任务限制：猩红主宰。介绍：愚蠢的窃贼把猩红的祭坛搬到了密西西比河畔，务必要找回它。看完了专职任务的介绍之后，秦风神色一愣，他属实没有想到，想要完成一个转职任务，居然要跨越大区。密西西比河位于泛美大区所在的大陆之上，和神域大陆隔了有好几十亿公里的距离，而且由于此时还处于游戏的前期，想要离开华夏大区去往泛美大区找祭坛，秦风就需要提前挑起大区战争，打通各个大区之间的通路。而想要提前挑起大区之间的战争，秦风就必须成为整个神域大陆的话事人，拥有一句话就能左右整个神域大陆的力量。想到这里，秦风便加快了脚步，朝着007号地库通道之中那座战争堡垒所在的位置而去了。他要回自己的领地，他要暴兵，他要征服全大陆。很快，秦风便来到了战争堡垒所在之处。抵达此处的时候，秦风便看到了一面面飘扬在战争堡垒之上的风暴帝国国旗，而在这些国旗的下面，则躺着一个个枫叶帝国将士的尸体。看到这一幕，秦风心脏就是一颤，他想起了叶红鱼，想起了这个自己刚刚招募到的具有着强大指挥能力的 NPC。想到这里之后，秦风直接就打开了 NPC 招募面板，查看了起来。看到叶红鱼的状态非常好，确定了叶红鱼的位置处在于自己的领地之后，秦风这才松了一口气。与此同时，战争堡垒之中的风暴帝国的将领也看到了不远处的秦风。根据那份在帝国高层里流传甚广的画像，以及秦风手中那泛着红光的利刃，这个将领一眼就认出了眼前这个男子，就是那个杀了人之后还耀武扬威的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卷簿之上的狂徒。也不废话，战争堡垒里的那一个将领抽出腰间的指挥刀，厉声喝道：“将士们，杀了这个枫叶帝国的人，为二皇子殿下报仇！”话音落下，战争堡垒的大门便打开了，一个个风暴帝国的士兵高举着武器，吼叫着朝秦风冲去。看到这里一幕，秦风连声感叹自己的运气不错。回战争堡垒之前，秦风还在脑海之中构思着如何借助风暴帝国二皇子的死，挑动风暴帝国守军的情绪。结果还没等他秀操作，风暴帝国的人就帮他做完了所有的工作，将战火给点燃了。从小到大，秦风都不喜欢欠别人的人情，风暴帝国的这些个好心人帮助他完成了计划之中最为重要的一环，秦风也准备投桃报李，送这些人归西。一念及此，秦风直接就开启了猩红之力，而后他握住斩龙之刃的右手便有了动作。嘘的一声，斩龙之刃斜斩而下，将落未落之际，秦风瞬间便发动了斩龙闪，出现在了风暴帝国的士兵堆里。嘘2338W 无报险 2338W 2338W。 叮咚，你击杀了风暴帝国的士兵，你获得500W 经验值，你获得了1点的国战点数，你的血量加5，斩龙之刃刀灵灵体强度加1，你的灵体强度加1。叮咚，你击杀了风暴帝国的士兵，你获得500W 经验值，你获得了1点的国战点数，你的血量加5，斩龙之刃刀灵灵体强度加1，你的灵体强度加1。叮咚，你击杀了风暴帝国的士兵，你获得500W 经验值，你获得了1点的国战点数，你的血量加5，斩龙之刃刀灵灵体强度加1，你的灵体强度加1。得益于巨力之证的附魔效果，秦风的攻击拥有了1000%的伤害建设效果。顷刻之间，秦风的面前便躺满了风暴帝国士兵们的尸体。看了眼地上鲜血的数量，秦风毫不犹豫，直接就开始走流程。10几秒钟过后，战场之上便出现了成百上千的秦风。嗡嗡嗡嗡的声音响起，一把把带着无比恐怖的气息的猩红之刃便出现在了战场之上。秦风控制着这些猩红之刃，开始无情收割风暴帝国士兵的性命。又是10几秒钟过去，战争堡垒之中，除秦风之外，便再无任何一个活口。杀完了人之后，秦风并没有立刻收捡地上的战利品，他先是在战场之中找到了风暴帝国的指挥官的尸体，割下了对方的脑袋，而后又走进了战争堡垒之中，在风暴帝国的驻地里找到了风暴帝国二皇子苏海伦的尸体。咔嚓一声，秦风手起刀落，就将苏海伦的脑袋的剁了下来。拎着这2个头颅，秦风无比淡然地通过传送通道回到了地面之上。由于风暴帝国的反扑实在太过于迅速，地面之上枫叶帝国的驻守人员并没有发现通道之中的异样情况。看着满身鲜血从地库通道之中回到现实世界的秦风，枫叶帝国驻守营地的将军迅速迎了上来。公爵大人，行程还顺利吗？听到这声问话，秦风淡笑着点了点头，还算比较顺利，毁了30多个地库魔物的据点，摧毁了一座前哨基地，还砍了2颗大好头颅。话音落下，营地守将表情就是一愣，他知道秦风的战斗力非常的强，却也没有想到秦风居然强得如此变态，竟能凭一己之力摧毁30多个地库魔物的据点，还毁了一座前哨基地，那真是太好了，感谢公爵大人为兄弟们报了仇。营地守将喜笑颜开，发自肺腑地感谢着秦风。然而他却没能兴奋太久，因为他从秦风的手上看到了2颗人脑袋。看到这2个人头的那一刹那，
营地守将的脸色瞬间就苍白了起来。苏海伦，还有阿瓦隆，公爵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啊？听到营地守将的问话，秦风淡然一笑，没什么大事儿，我把他俩宰了而已。此话一出，营地守将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他没有想到，眼前这个公爵大人居然毫不掩饰，就把这么大的事说了出来。那可是风暴帝国的二皇子和战争堡垒的镇守将军啊！一旦让风暴帝国的人知道他俩被秦风给杀了，指不定要惹出多大的乱子呢。营地守将很想提醒秦风，然而由于身份地位的巨大的差距，这些话他却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看着营地守将一脸别扭的样子，秦风走到了营地守将的身边，轻轻拍了拍对方的肩膀。想不想升官发财？营地守将一脸疑惑地看着秦风，都到了这种危急关头了，还问我想不想发财？我说想又能怎样？公爵大人，趁着时间还早，我们还是去伪造一下现场吧。您要是嫌累的话，就把这事交给我吧，我来办。心中千言万语奔腾，但落到嘴皮子之上，营地守将却是老老实实回答了秦风的问题，并没有提出半点的建议。毕竟他和秦风接触的时间并不多，不知道秦风是个什么样的人，贸然提议的话，说不定便会得罪了这位陛下面前的大红人。想。听到这声回答，秦风淡然点头，而后便吩咐道：既然你想的话，那你就帮我一个忙，我要你用军方的渠道，把我杀了苏海伦以及阿瓦隆将军这事儿传播到整个枫叶帝国去。你不用去管我为什么要让你这么去做，事儿成之后，我自会送你一场造化。作为重生者，秦风对神域大陆各大帝国的军事组织架构非常清楚。对于神域大陆的5个国家来说，镇压地库魔物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每个地库通道之外的镇守营地都有着能够联系全国军队的能力。这么做虽然是对皇权的一种挑战，但却能在最大限度上保证5大帝国的领土不会被地库魔物轻易攻占掉。此时，秦风想要利用的正是这一特点。他想在跟陈胜摊牌之前，把这件事儿从生米做成熟饭，让全枫叶帝国的军队都知道是他杀了苏海伦以及阿瓦隆将军，这是他计划之中的一环。看着秦风一脸严肃的表情，营地守将抑制住心中的恐惧，赌命似的点了点头。很好，相信我，你不会为你的决定后悔的。秦风再度伸出手拍了拍营地守将的肩膀，而后便提着苏海伦和阿瓦隆的脑袋走向了几百公里之外风暴帝国的驻守营地。片刻功夫过后，秦风便到达了他的目的地。抵达此处之后，秦风二话不说，提着刀便开始屠戮。叮咚，你击杀了风暴帝国的士兵，你获得500W 经验值，你获得了1点的国战点数，你的血量+5，斩龙之刃刀灵灵体强度+1，你的灵体强度+1。叮咚，你击杀了风暴帝国的士兵，你获得500W 经验值，你获得了1点的国战点数，你的血量+5，斩龙之刃刀灵灵体强度+1，你的灵体强度+1。叮咚，你击杀了风暴帝国的士兵，你获得500W 经验值，你获得了1点的国战点数，你的血量+5，斩龙之刃刀灵灵体强度+1，你的灵体强度+1。不到半分钟的功夫，镇守营地里5000多名风暴帝国的士兵便被秦风屠杀的还剩了100人。收起斩龙之刃，秦风走到了那位被吓破了胆的营地守将面前，将苏海伦和阿瓦隆的人头扔到了他的脚下。我是枫叶帝国北境大公，苏海伦和阿瓦隆是我杀的。是。营地守将颤颤巍巍地答了一声是。看着一脸怂样的营地守将，秦风抬脚便踹到了对方的肚子上。谁让你回答的？赶紧把这事儿告诉你们的皇帝，还有你们各大军队的长官，给你半分钟的时间做不到，我把你碎尸万段。话音落下，营地守将止不住的开始发抖，他艰难地迈开步子，朝着营地之中的联络处走去，每一步都走得无比的缓慢。看到这一幕，秦风直接伸手提起了这个营地守将，发动斩龙闪，将他送到了联络处之中。做完这一切之后，秦风又回到了战场之前，对着那剩下的几十个风暴帝国士兵说道：你们拿着这2个人头，给我敲锣打鼓，走官道，把这2人的死讯传出去。说这话的时候，秦风将自身的气息催发到了极致。在他的胁迫之下，风暴帝国的士兵们连连点头，答应了秦风这个非常不讲道理的要求。做完这一切之后，秦风再也不看这些士兵一眼，转过身子便离开了。此时的秦风已然可以料想到，当风暴帝国的皇帝得知自己的儿子以及自己的将军被人斩杀的事实过后，会是何等精彩的表情。无论他本人有多么的不愿意，他都会在民意的裹挟之下对枫叶帝国宣战。如若不然，他的威信就将遭到重创。风暴帝国武德为尊，没有哪个风暴帝国人愿意承认一个不敢替自己的儿子、替自己的手下报仇的皇帝。想到这里，秦风开心地笑了笑，朝着传送阵所在的位置便走了过去。现在他要去帝都逼迫枫叶帝国的皇帝，逼迫他和暴怒的风暴帝国皇帝开战。半个多小时之后，一连使用了好几座大型传送阵之后，秦风终于出现在了枫叶帝国的王都之中。刚一抵达此处，耳力无比强悍的秦风便听到了附近士兵的议论之声。嘿，你知道吗？咱北境大公把风暴帝国那个烂屁眼的二皇子给弄死了。咋不知道呀？现在不都在传这事儿吗？北境大公牛逼呀！你们说这一回咱会跟风暴帝国开战吗？我倒挺想开战的，哈哈哈，打仗有钱赚。听到这些议论声，秦风非常满意那位营地守将的办事效率，也不浪费时间，秦风径直朝着皇宫而去。很快，秦风就进了皇宫，朝着陈胜的书房而去。因为公爵令牌的原因，一路之上根本就没有人阻拦于他。抵达陈胜书房门外之后，秦风凭借着强大的精神力，确定了陈胜就在这书房之中。咚咚咚，秦风扣起双指，敲响了门。看到秦风这一动作，守在门口打着哆嗦的士兵这才反应了过来，赶紧跑进了书房，向陈胜汇报。
此时此刻，秦风杀了风暴帝国二皇子和007号通道镇守将军阿瓦隆的事情已经传疯了。方才那个士兵也是因为这个事情，才在见到秦风之时失了神。片刻功夫过后，一道声音从书房内传了出来：“进来吧。”说话的人是枫叶帝国的皇帝。此时的他被秦风搞出来的这档子事儿折磨得焦头烂额。秦风淡然一笑，迈开步子便走进了书房之中。进门之后，秦风也不跟陈胜绕弯子，直接开门见山道：“陛下，我准备向风暴帝国宣战，你意下如何？”听到这话，陈胜脸色就是一变。他没想到秦风居然毫不遮掩自己的意图，直接向他提出了要求。早在半个多小时之前，得知了秦风击杀了枫叶帝国二皇子和镇守将军阿瓦隆之后，陈胜便从秦风这极度嚣张的行为之中猜出了秦风想要做些什么。对于这一点，陈胜虽然极为震惊，但经过一番思量之后，却是坦然接受了下来。因为在历史的记载以及先辈口口相传下来的记录之中，每一次神域大陆之上出现了异人，这些异人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搞事情。秦风搞出来的这是形式虽然新颖，但本质上却已然发生过无数次了。正如那句老话说的那般，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长出了一口气，陈胜嗟叹道：“这一战肯定是避免不了的了。风暴帝国皇帝已然知道了杀人凶手是谁，他不做出点反应也不好交代。不过在我看来，能拖延一会儿是一会儿，毕竟那个老家伙已经快要老死掉了。只要我们能把战事拖延到他的死期，我们就能有更大的胜算。”说到这里的时候，陈胜抬头瞪了秦风一眼。早在很多年前，陈胜就为征服全大陆做了准备。他苦心筹备了多年，训练了上百万的士兵，囤积了无数的粮草装备，为的就是等待一个契机，等待一个机会。然而还未等他等到这个机会，秦风的出现却将他的计划全盘打乱了，直接就让战争提前了很多年。对于陈胜这满含怨气的一瞪眼，秦风不以为意。他淡淡笑着走到了陈胜的对面，搬了把椅子坐了上去。陛下，你有开战的想法那就行，军队的事情你可以不用操心，我能全权代劳。只要你金口一开，2个月之内我帮你灭了4国。话音落下，陈胜的脸上顿时就出现了一抹激动不已的神情。陈胜虽然和秦风打交道的次数不多，但是他却看出了秦风是个言出必行的人。此刻秦风既然已经把话说出来了，那就意味着他有必胜的把握。一念及此，陈胜开口问道：“大公，这事儿可不是儿戏啊！风暴帝国可是号称拥有着700多万披甲执锐之兵，就算你的个人实力再强，你也不可能同时对付这么多人吧？再者说了，风暴帝国也是个存续了几千年的大帝国，他们的王都可是有神阶之上的强者镇守的，一旦这些强者出动了，大公你可就没办法去对付那700多万的士兵了呀！”陈胜故作担忧地问着，想套秦风的底细。秦风淡然一笑，也不去拆穿陈胜，笑道：“我既然敢公然挑起争端，自然就有解决的办法。那些神阶之上的强者，我自会去对付，不会消耗枫叶帝国任何的底蕴。至于风暴帝国的那些个士兵，我自然也有办法去对付他们。”话音落下，陈胜眸子里闪动着一阵金光，他故意装出诧异的表情，激动地挽住了秦风的手，问道：“大公，难道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培养出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有多少人呢？战斗力又如何？能不能挡得住那700多万士兵？我能看看吗？”秦风淡然一笑，解释道：“军队呢，暂时还没有多少，不过只要陛下愿意相信我，我就能在3天之内给陛下一支100万雄兵。当然，这事儿还需要陛下支持支持。”听到这话，陈胜瞬间就明白了，此时的秦风肯定能完美的利用那传说之中的神器，那种只有一人才能动用的神器，也只有那种存在，才能在短短几天之内制造出数以百万计的士兵。在无数年之前，就有一人曾做过同样的事情。到了这里，陈胜终于对秦风所说的话没有了怀疑。不过在彻底答应秦风的要求之前，他还需要再确定一件事情，那就是秦风对俗世的权力没有贪恋之心，如若不然，他宁愿放弃这次统一全大陆的机会，转而和另外4大帝国的人联合在一起，灭杀秦风这个注定会给神域大陆带去掠天金兰的男人。一念及此，陈胜老迈而浑浊的眼眸顿时就直勾勾地对上了秦风的眼睛。他字句无比清晰地问道：“大公为我枫叶帝国殚精竭虑，我该如何感谢大公呢？”听着陈胜的问话，秦风淡然一笑。作为众生者，他自然无比清楚陈胜心中想的到底是什么，无非就是害怕他在统一了全大陆之后，夺了陈家的皇位，做了摘果子的那个人。皇权这种东西，对于别的玩家来讲，可能是件美好的事物，但对于秦风这种一心只想提升自己实力、攀登极致的人来说，却如同鸡肋一般。想到这里，秦风毫不掩饰的便将自己的真实想法说了出来：“陛下，我所追求的东西和皇位不是一回事儿。枫叶帝国永远都只会有一个皇帝，而这个皇帝也只会姓陈。如果陛下愿意相信我，愿意给我点支持，那我便还给陛下一个一统宇内的大帝国。当然，陛下若是不相信我，也不影响这事儿最后的结局，顶多我多浪费点时间和其他帝国的人接触接触。”话音落下，陈胜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秦风的话都已经不是要求了，而是非常直白的威胁。此时的陈胜非常清楚，一旦他拒绝了秦风，秦风马上就会投入别的帝国的怀抱，将枫叶帝国也划入他未来征伐的目标之中。想到这里，陈胜不但没有生出半点的愤怒，反而被浓郁的恐惧占据了心神。自从那日册封秦风为帝国北境大公之后，陈胜就花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调查秦风的资料。从这些资料之中，他不仅看出了秦风那远远超出常人，甚至于超出历史之上那些强大异人的战斗能力。他更透过对秦风领地的监视，洞彻了秦风领地之中那堪称神迹的变化。想着那些矗立在秦风领地之中的神器，
想着那如潮水一般即将从神器之中走出来的士兵们，陈胜直接就忽略了秦风的不敬，答应了秦风的要求。大公，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啊？你为我枫叶帝国做了这么多，我这个当皇帝的又怎么可能让你这样立有大功的人寒心呢？风暴帝国那些人欺人太甚，虽然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辱没大公的，但一想到大公曾遭遇到的那些不公待遇，我就痛心疾首啊！今日他们不但不悔改，而且胆敢向我宣战，我陈胜又如何能避而不战？他们要打那就打，打到他们满意为止。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述之后，陈胜叫来了服侍在一旁的太监，刷刷刷的便签下了一份诏书，封秦风为枫叶帝国大将军，全权领导枫叶帝国全境之内的所有军队。下完这封诏书之后，陈胜并没有歇着，紧接着便下达了第二封诏书。这是一封宣战诏书，宣战的对象正是那个刚死了二皇子的风暴帝国。诏书刚一写完，秦风的耳边便响起了一道道系统公告：世界公告，检测到玩家天意已被封为枫叶帝国大将军，拥有了国战最高指挥权限。此权限在国战期间一直存续，对枫叶帝国全体战士及参与国战的玩家拥有唯一处置权。玩家天意可以对全体枫叶帝国玩家发布国战任务，并设置准入门槛以及功勋计算方式。世界公告，检测到玩家天意已被封为枫叶帝国大将军，拥有了国战最高指挥权限。此权限存续期间，天意通过官方渠道购买物资的消耗降低 80%。世界公告，检测到玩家天意已掀起国战，参战双方为枫叶帝国、风暴帝国。所有枫叶帝国与风暴帝国的玩家均可以参与到国战之中，均可以通过杀敌、破坏对方城池、截断对方粮草、掠夺对方资源，获得相应国战功勋点数。功勋点数由所属国家国战指挥官制定。世界公告，国战已经开启，希望风暴帝国和枫叶帝国两大帝国阵营的玩家积极参与。本系统已开启国战积分排行榜，国战结束之时将根据排行榜进行奖励结算。一连4道提示音响起，整个世界频道像是被掀开了盖子的锅炉，咕嘟咕嘟的沸腾了起来。我靠，我发现了什么？居然是国战呢！天一大佬太牛逼了吧！我为什么没有在枫叶国啊？我是银月帝国的，我当初冲着妹子来的，现在我好后悔啊！我能不能转国啊？楼上的兄弟，你就偷着乐吧，我他妈是风暴帝国的，我已经做好了挨打的准备了呀！天意大佬下手轻点，我很小只的，我不经打。风暴帝国的小崽子们准备好了吗？我要跟着天意大佬来揍你们了！就我注意到这次的国战是天意大佬掀起的吗？他们说他之后会不会对另外3个国家开战啊？我靠，老哥，你不要吓我啊！很有可能。对于天意大佬来说，没有比国战更好的发展领地的办法了，他肯定会在打完了风暴帝国之后，对着另外3大帝国开战的。天意大佬牛逼，天意大佬万岁，万万岁！天意大佬快制定国战方略，我的大刀已经饥渴难耐了，我的长枪也已经准备就绪。扫了一眼热闹喧嚣的世界频道，秦风收回了目光，看向了陈胜。而此时，陈胜也处理完了手上的工作，把目光挪移到了秦风的身上。大公，宣战诏书已经下发了，你这边还需要我给你提供什么支持吗？听着陈胜非常上道的问题，秦风淡淡一笑，也不跟陈胜客气，直接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陛下，你也知道打仗呢是要钱的，这个资金吗？我给，国库现在能拨给大公2000亿，这笔钱大公你先拿着，不够的话我再去给大公凑。陈胜回答的非常的果断，一出手就是2000个亿的资金，不可谓是不阔绰。秦风非常满意，紧接着就提出了第2个要求。陛下，钱的问题暂时解决了，我在装备上面还有一点小小的缺陷，陛下能否给我解决一下？大公，你要的是什么等级的装备？陈胜问道。陛下有神阶之上的武器吗？有的话，我大概需要个9把。秦风怀揣着满脸的期待，试探着问了这么一句。作为众生者，秦风自然是知道枫叶帝国是拥有着神阶之上的武器的，只不过这些武器都像是镇国的宝贝一样，被枫叶帝国的守护神灵死死地攥在手里，想要把这些东西到自己的手中，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秦风这么一说，也只是话术罢了，他根本就没有期待陈胜能答应他这个要求，他所求的是为自己那3个英雄以及后面要招募的英雄拿到一些史诗级的装备。果不其然，秦风的话音落下，陈胜立马就表现出了一种极其为难的神色。在陈胜看来，秦风既然提出了这个问题，那必然是知道了一些消息的。此时跟秦风说没有神器，秦风必定不能相信。似乎陈胜也只能实话实说，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神器自然是有的，但我却没有处置这些神器的权利。不过大公要是缺少一些其他的武器装备的话，我这倒是能给大公提供一些。183，搜刮皇家宝库。说完这话之后，陈胜一脸肉疼的看向秦风，他知道这一次他得大出血了。这样啊，唉。秦风系金附体，开始疯狂飙戏。只见他捂着脑袋，摇头晃脑，像是被思维之中什么东西给困住了一般。半晌之后，秦风长吐出一口浊气，颇为失落道：“那好吧，没有神器就没有神器吧，10套史诗级的装备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吧，陛下。”听到这话，陈胜的心间就是一痛。此时的他已经反应了过来，秦风从一开始就没想要从他这里拿到神器，他最真实的目的就是史诗级的套装。不过由于此前陈胜毅然拒绝了秦风一回，再度拒绝却是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无奈之下，陈胜只得点头答应。大公，这块令牌你拿着吧，回头你让人带你去皇家宝库里一趟，看着合适的装备，你自己挑吧。秦风欣然接过陈胜递来的令牌，淡淡回了一声谢谢。此后，两人便进入了有一句没一句的寒暄之中，没有半点营养的假话套话空话，不要钱的往外丢。就这样聊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之后，秦风站起身子向陈胜道别。陛下的计划你大概也清楚了，
时间紧任务重，我还得回领的准备准备。那就祝大公得胜归来。陈胜站起了身子，引着秦风走出了书房，如同送一个瘟神。走到书房之外后，陈胜叫来了一个随行的太监，引着秦风前往皇家宝库拿取装备。片刻功夫过后，秦风便到达了皇家宝库的门口，取出令牌，往宝库之上的法阵和心上一放，宝库的门嘎吱一声便打开了。走进宝库之中，傲视秦风这般见过大世面、拥有了无数物资的人，也被这宝库的富裕给震惊住了。看着这宝库里堆积如山的材料，秦风也不跟陈胜客气，拿出储物装备就开始装。叮咚，你获得了史诗阶材料克洛卡多金属 X48000000千克。叮咚，你获得了史诗阶材料 ASCG 导能材料 X300000克。叮咚，你获得神级建筑材料卡莫拉之石 X20000。叮咚，你获得神级建筑材料月之精粹 X20000。叮咚，你获得神级材料纳什尔金属 X20000。看着疯狂打劫的秦风，小太监撇过了脑袋，当作没有看到。将皇家宝库里用得着的材料搜刮了一部分之后，秦风也不好意思再多拿，径直走向了武器装备区。经过一番挑选之后，秦风拿到了整整10套85级以上史诗阶的装备。由于等级的原因，他领地之中招募的那些英雄，虽然暂时用不上这么好的装备，但只要等秦风回到了领地，升级完了主城和其他建筑，解除了这些英雄的等级上限之后，他就能氪金将英雄的等级给砸上去。要知道，现在的秦风就算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也不可能没有钱。单单只是从陈胜手中，秦风就拿到了整整2000个亿，再加上他那些个日夜不停创造着收益的矿洞，以及此前战争堡垒一行的收获，秦风可以动用的资金便达到了恐怖的4000多个亿。之所以只有这么一点，主要还是因为秦风为了节约时间，将大部分的装备和材料直接卖给了系统。如果不是这样，借助海瑟薇建立起来的销售渠道，秦风还能多挣到1000多个亿的金币。不过对于此时的秦风来说，这样的损失都是可以接受的。只要等他掀起国战，灭了风暴帝国，他此前所有的损失都会成百上千倍的补回来。毕竟可是一个国家积累了数千年的财富啊！想到了这里，秦风也不在这皇家宝库里多逗留，他将手中的令牌丢给了一旁的太监，转身便离开了这座皇家宝库。走出宝库之后，秦风直接发动了公爵令牌，传送回了自己的领地之中。回到领地之后，秦风并没有立马就开始建设。此刻虽然两大帝国已经宣战了，但距离真正动刀兵还需要一些时日。秦风正好趁着这个时间打造出一套完整的后勤体系。不要误会，这个后勤体系并非是粮草运送这等俗事，秦风想要建立的是一套将战利品转化成金钱的机制。而想要打造出这样一套流转机制，秦风就需要找到一个人给他安排任务。一念及此，秦风便将自己的感知力扩散到了极致。很快，秦风便在第9区域发现了正指挥着属下忙活的海瑟薇。找到目标之后，秦风也不犹豫，直接发动斩龙闪，接连跨越了好几万码的距离之后，出现在了海瑟薇的面前。看到归来的秦风，海瑟薇眸中顿时便闪耀出一抹欣喜神色。但是在强大的情绪控制力之下，这么欣喜却被他抑制了下去。回来了，回来了。这一次待多久？待不了多久。海瑟薇沉默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秦风淡淡一笑，直接就开始布置任务。他取出了背包之中储存着的好几十个储物袋，交到了海瑟薇的手中，而后便吩咐道：“找个渠道把这些东西都出手了吧，能有多快就多快。”好的。海瑟薇轻轻点头，从秦风手中接过了储物袋，而后便要离开。可就在此时，秦风却是伸出手拦住了他的去路。海瑟薇疑惑的回头，搞不清楚秦风想要做什么。我这次出去无意间得到了一根项链，我感觉比较配你，来，我给你戴上。说着话，秦风伸手从兜里取出了一根项链，无比轻柔地戴在了海瑟薇的脖子上。海瑟薇脸上的表情瞬间就从疑惑转变成了惊喜。谢谢。秦风并没有回答这话，只是淡淡笑着拉着海瑟薇找了棵大树坐了下来。10几分钟之后，在自己和秦风的双重忽悠之下，海瑟薇充满了干劲，对未来也满是期许。望着海瑟薇离开的背影，秦风看了看背包里存放着的好几十个名贵珠宝，陷入了沉思之中。184浮空堡垒组件。忽悠完了海瑟薇之后，秦风便离开了 T9 区域，走回了生命之树之前。可莫等秦风有所动作，一道提示音却是在他的耳边响起：叮咚，检测到你的在线时间已经达到了极限值，10秒钟之后将开启强制下线操作，倒数10、9、2、1。数字倒数刚一落下，秦风眼前的世界就发生了变化，一道温和的亮光泛起，秦风的意识回到了现实世界之后，动了动僵硬的四肢，缓了好一阵子之后，秦风才重新拿回了身体的全面控制权，费力地推开了游戏舱的舱门，秦风缓缓从游戏舱里爬了出来。由于那一连串喜人的收获，使得游戏之中的秦风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漫长的游戏时间过去，秦风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疲惫。离开房间，走进浴室，秦风舒舒服服地冲了个热水澡。洗完澡，又随便做了点吃的囫囵吞下之后，秦风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上床睡觉去了。睡梦之中，一股莫名的能量在秦风的身体之中游走着，这能量呈现出一抹浓郁的红色，一边在秦风的身体之中游走，一边改造着秦风的身体。10多个小时过后，秦风从睡梦之中清醒了过来。吃过管家早就准备好的餐点，秦风径直走进了游戏舱之中，开启了新的征程。嘎吱一声，一道熟悉的光门应声打开，秦风回到了神域世界。这么一阵子的忙活，让秦风收获了许多的高价值的战利品。领地等级达到铂金阶之时，作为首位拥有着铂金阶领地的玩家，秦风不仅拿到了一个永久性的领地 buff， 生产加速，人口生产效率提高 50%， 还拿到了整整5个随机建筑图纸抽取宝箱神级。
招揽到叶红鱼之后，秦风也因为成就而拿到了5个随机建筑图纸抽取宝箱神级。完成了 SSSS 级任务之时，秦风更是拿到了3个随机武器抽取宝箱神级，以及一个永久性的领地 buff 2级加速，领地建设和生产速度提升 75%。此时，秦风就是要开启这些个宝箱，将之转化成自己的战力。开宝箱之前，秦风同以前一样，取出了自己的开箱子的最强道具——幸运女神的胸针。此时，秦风现在所拥有的幸运值已经达到了115点，已然高出了大部分的玩家和 NPC。不过，秦风却不愿意冒半点险，他已经习惯了碾压，无论对方是神域世界之中的敌人，亦或是诡异莫测的命运，秦风都只喜欢横推过去。想到这里，秦风便开始了老流程，在系统商城之中花费重金买下来10张冷却重置卷轴。叮咚，你使用了冷却重置卷轴，特殊道具幸运女神的胸针冷却时间归零。叮咚，你使用了幸运女神的胸针，你的幸运值提升了，当前幸运值165，持续时间5分钟。叮咚，你使用了幸运女神的胸针，你的幸运值提升了50点，当前幸运值615点，持续时间5分钟。提示音落下之后，秦风直接就拿出了10个随机建筑宝箱开抽。叮咚，你获得了基础建筑图纸远古守护者。叮咚，你获得了基础建筑图纸奇迹古树。叮咚，你获得了基础建筑图纸知识古树。叮咚，你获得了基础建筑图纸风之古树。叮咚，你获得了基础建筑图纸奇美拉七木。叮咚，你获得了基础建筑图纸武器装备锻造中心。叮咚，你获得了基础建筑图纸生物科技研发中心。叮咚，你获得了基础建筑图纸材料科技研发中心。叮咚，你获得了传奇建筑图纸暗物质能量反应堆浮空堡垒主要部件。叮咚，你获得了传奇建筑图纸暗物质能量导能通道浮空堡垒主要部件。看到自己抽出来的这些图纸，秦风直接就呆住了。高达615点的幸运值，不但让秦风凑齐了一整套的领地建筑，甚至还给秦风开出了2个浮空堡垒的主要部件。作为重生，上一世之中，秦风都没有见识过浮空堡垒，只是从 NPC 的口中听说过，在很久很久之前，曾有一个国家制造出过一个浮空堡垒。凭借着浮空堡垒恐怖到极点的机动能力，那个国家不费吹灰之力便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一统了整个神域世界。回忆着那个非常久远的故事，秦风兴奋得不可遏制。虽然他对于统一神域世界没有多大的兴趣，但是他对抢夺神域世界资源的兴趣却是无比的浓重。一旦让秦风造出了浮空堡垒，整个世界的资源都将是秦风一个人的。不过，此时的秦风只是得到了浮空堡垒的2个组件，距离制造出真正的浮空堡垒还有着极其远的距离。与其沉浸在对未来的美好幻想之中，发展自己的领地，才是秦风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想明白了这一点之后，秦风便把思绪从对浮空堡垒的幻想之中抽了出来，投放到了另外3个宝箱之中。这是3个神级的随机武器宝箱，有一定的几率能从其中抽出神器。也不犹豫，秦风直接就开启了这3个宝箱。叮咚，你获得了神阶武器否决之刃。叮咚，你获得了神阶武器不朽盾弓。叮咚，你获得了神阶武器3项之力。3声提示音响起，秦风欣慰地摸了摸胸前的幸运女神的胸针，这玩意儿实在是太过于好用了。使用了之后，直接就用3个神级的随机武器抽取宝箱，抽出了3把神阶武器。这特么的都不是命运的宠儿了，已经是命运他老爹。就在秦风暗自感慨之时，一道提示音在他的耳边响了起来。世界公告：检测到玩家天意得到了神阶武器否决之刃不朽盾弓3项之力，达成了首位拥有神器玩家成就。特奖励装备等级限制解除卷轴 X3， 特奖励金币10亿。希望全世界玩家向天意学习，做大做强，创造辉煌。185被缠绕的矿脉。世界通告在频道之中响起的那一刹那，全世界的神域玩家都愣住了。玩了这么久的游戏，他们之中大部分的人连传说阶的武器都没有一件，钻石级的武器对于这些人来说都已经是高不可攀的了。然而在此时，秦风居然一口气拿到了3件神阶的武器，不仅武器的品质高的有些吓人，而且还拿到了3张装备等级限制解除卷轴。一时间，整个世界频道直接就沸腾了。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有必要这么大吗？我哭了呀！天意大佬啊，你为什么总是让我这么绝望？前些天我刚拿到一件钻石阶的武器，虽然不能用，但我还是挺开心的。我想着以后有一天估计能用上这武器，但是就在今天，就在前一秒，我的美梦却破灭了。整整3把神阶的武器啊，上午用一把，下午用一把，还有一把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也不知道大佬是怎么拿到这3把武器的，也没听到大佬弄死什么神阶生物呀。哎，你们还记得吗？之前大佬曾得到过3个神级的武器抽取宝箱。我靠，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呀。我不能接受都是什么开箱子，凭什么我开出来的都是一堆垃圾？天意大佬一开就是3把神阶的武器。天意大佬，我是妹子，能不能让我摸一下你的武器？就摸一下，我也想摸。我虽然不是妹子，但我可以女装。求天意大佬出开箱攻略，我也想有大佬这样好的运气。克不救命，旋不改飞，醒醒吧，飞球们，欧皇不是你们可以比的。扫了一眼世界频道上喧嚣的玩家们，秦风淡淡一笑，将注意力收回了回来。对于拥有着斩龙之刃的他而言，这3把神阶的武器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他们的属性和附加效果都没有斩龙之刃强大，充其量也就只能成为斩龙之刃的饲料。不过在把这些武器变成饲料之前，秦风还有别的打算。他要把这些武器发放给自己的手下，让他们暂为保管，尽可能将这些武器的价值榨压到极致。想到这里之后，秦风便使用了3张装备等级限制解除卷轴，破除了这3把武器的等级限制。叮咚，你对否决之刃使用了装备等级限制解除卷轴，该装备的等级限制已经解除。叮咚，你对3项之力使用了装备等级限制解除卷轴，
该装备的等级限制已经解除。叮咚，你对不朽盾弓使用了装备等级限制解除卷轴，该装备的等级限制已经解除。听到这3声提示音过后，秦风便将眼前的3个装备收回到了自己的背包空间之中，而后秦风便取出了开出来的10张图纸，开始装载。叮咚，你载入了奇美拉七木图纸。叮咚，你载入了远古守护者图纸。叮咚，你载入了奇迹古树图纸。叮咚，你载入了风之古树图纸。叮咚，你载入了知识古树图纸。叮咚，你载入了武器装备锻造中心图纸。叮咚，你载入了生物科技研发中心图纸。叮咚，你载入了材料科技研发中心图纸。叮咚，你载入了暗物质能量反应堆图纸。叮咚，你载入了暗物质能量导能通道图纸。将5张建筑图纸全部载入之后，秦风便直接打开了建造面板，开始了氪金建造。叮咚，你消耗了2亿金币，建造了武器装备锻造中心。叮咚，你消耗了2亿金币，建造了生物科技研发中心。叮咚，你消耗了2亿金币，建造了材料科技研发中心。叮咚，你消耗了5000万金币，建造了奇迹古树。叮咚，你消耗了10亿金币，建造了5个知识古树。叮咚，你消耗了10亿金币，建造了5个风之古树。叮咚，你消耗了10亿金币，建造了5个奇美拉七木。叮咚，你消耗了15亿金币，建造了1500米暗物质能量导能通道。叮咚，你消耗了20亿金币，建造了暗物质能量反应堆。叮咚，你消耗了50亿金币，建造了1000个远古守护者。叮咚，你消耗了900亿金币，建立了18万个月亮井。氪金了1000多亿之后，一个个建筑从秦风的领地之上拔地而起，其中数量最为巨大的就是月亮井，因为这是秦风暴兵的基础。这一次，由于秦风腰缠万贯，被累得不行，为了能轻松一点，不被金钱拖累，秦风索性一次性把月亮井给拉满了。建造完了建筑之后，秦风便拿出了主城等阶晋升卷轴，2阶开始为生命之树晋升。叮咚，你使用了主城等阶晋升卷轴，2阶消耗了5000万金币，你的主城生命之树晋升了，当前为纪元之树，等级上限解锁到20级，每次升级需要消耗5000万金币。提示音落下，秦风面前的古树顿时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首先就是那宛如华盖一般的树冠，其覆盖的范围瞬间就扩大了整整1倍，将 T9 区域都给笼罩了进去。其次就是这根巨树的主干晋升完成的那一刻，这树的主干就开始用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生长，停下来之时，其半径已经达到了900多米。除开这些肉眼能看到的变化之外，地底下的变化则更为巨大。纪元之树那粗大的根须迅速且轻松地破开了土壤，将周围30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都给圈定到了它的根须之中。与此同时，一道道提示音也在秦风的耳边响了起来。叮咚，你的主城纪元之树缠绕了一座5级金矿，矿脉详情请打开矿产面板进行查看。叮咚，你的主城纪元之树缠绕了一座7级金矿，矿脉详情请打开矿产面板进行查看。叮咚，你的主城纪元之树缠绕了一座5级宝石矿，矿脉详情请打开矿产面板进行查看。叮咚，你的主城纪元之树缠绕了一座9级宝石矿，矿脉详情请打开矿产面板进行查看。186变异的纪元之树。听到这几声提示音，秦风直接就愣住了。过来许久之后，他才反应了过来，这是晋升到纪元之树过后的附带产物。和其他种族的主城不同的是，晋升到纪元之树过后，这座活着的古树就能自动搜寻根须覆盖范围内的各类矿产资源。找到这些矿产资源过后，纪元之树就会用根须将这些矿脉缠绕起来。缠绕完成之后，纪元之树就会自动调集小精灵进入矿脉之中开采运输。想到了这里，秦风脸上顿时就浮现出了一抹欣慰的微笑。他的领地都是个成熟的领地了，不仅拥有着大量的建筑，主城还能自己找金矿，属实有点暖心。恰在秦风欣慰之时，又是一道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响起了。叮咚，你的主城纪元之树缠绕了暗物质能量反应堆，受到暗物质能量的侵袭，你的主城顽强地撑了过来，暗物质能量反应堆成为了纪元之树的能量核心，此核心可以叠加。叮咚，你的主城纪元之树缠绕了暗物质能量导能通道，你的主城霸占了暗物质导能通道，暗物质导能通道被纪元之树吸入1319527号根须之中，填补了该根须的1%，该根须得到1000%强化，能量传导效率提升1000%，强韧度提升1000%，能量摄取效率提升1000%。叮咚，你的主城发生了变异，变异成了变异的纪元之树，拥有了吸收暗物质的能力，拥有了可以被改造成浮空堡垒的潜质，需要集齐浮空堡垒的所有部件并完成彻底改造。听到这一连串的提示音，秦风直接就愣在了原地。他知道纪元之树能够缠绕金矿、宝石矿等矿脉，但他属实没有想到，这玩意儿居然还能缠绕暗物质能量反应堆和暗物质能量导能通道。能缠绕也就算了，居然还产生了变异。不过对于秦风而言，这样的变异却是好的。随着纪元之树的成长，纪元之树的根须将不断生长，一旦等它晋升到了3本，变成了永恒之树，它的根须就能够笼罩将近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到了那个时候，秦风恰好凑齐了浮空堡垒的所有部件，并将暗物质能量导能通道塞满了永恒之树的根须，秦风就能够得到一个面积达到10万平方公里的浮空堡垒。那特么的都不是浮空堡垒了，那就是一座浮空岛。环那是那种能量特别强劲，具备着空间穿梭能力，拥有着强大制造、恢复、月亮井、生产、进攻、主城变成战争形态功能，并能够运送上亿军队的浮空岛。这画面简直美好的不行不行的，光是想想，秦风就有些受不了。不过开心了一阵子之后，秦风的脸却是黑了下来。想要驱动那么大的一座浮空岛，
秦风至少需要建造1万个暗物质能量核心。除此之外，秦风还要将这主城所有的枝干、根须全部用暗物质能量导能通道强化一遍。想要做到这一点，秦风就需要弄来天文数字一般的金钱和材料，不然的话，这事儿就只能是个美好的幻想，是空中的楼阁，只能想想，不能触摸。想到这里，秦风黯然低下了头，感叹道：“哎，我好穷，我怎么这么穷？”哎，嗟叹了一阵子之后，秦风面无表情的开始为自己的建筑升级。叮咚，是否花费2000万金币为纪元之树升级？是。秦风的话音落下，一道耀眼的金色光芒便从生命之树上迸发了出来。下一刻，一道提示音就在秦风的耳边响了起来。叮咚，纪元之树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11，下次升级需要1000W 金币。听到这声提示之后，秦风并没有半点犹豫，继续升级。在之前的那一番奋斗之中，秦风拿到了100多个亿的金币，足够将他领地里的建筑升级完一大半。叮咚，纪元之树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12，下次升级需要1000W 金币。叮咚，纪元之树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13，下次升级需要1000W 金币。叮咚，纪元之树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20。叮咚，纪元之树的等级已到达当前状态极限，想要继续升级，请使用主城建筑等阶晋升卷轴3阶，将纪元之树升级为永恒之树之后再继续。听到这声提示音过后，秦风被迫停下了升级的操作，转而看向了纪元之树的面板。变异的纪元之树，类型建筑物，等级20，等阶高级。建筑功能：1. 生产小精灵，效果使用500金币生产出基础单位小精灵，时间消耗 0.01 秒。2. 生命之泉，效果当枝叶的覆盖范围能存在着月亮井之时，可以帮助月亮井凝聚月辉，化作生命之泉。3. 月之精粹的祝福，效果当前纪元之树得到了月之精粹的灌溉，生命之泉凝聚速度提升 68%， 只能通过月之精粹提升。4. 吞噬，效果吞噬树木，提升10万血量恢复速度。5. 拔地而起，效果纪元之树可以站起，站起之后战力等同于120级的战士。6. 坐下，效果站起之后的纪元之树可以坐下，并以自身为圆心改造30万码半径内的环境。7. 战鼓，效果生命之树存在之时，暗夜精灵秦风的战斗力提升 50%， 效果半径300万码，300万码之外开始衰减，400万码之外本效果失效。8. 浮空，残缺不可用，效果集齐了浮空堡垒的所有部件之后，纪元之树能够浮空。9. 暗物质能量歼灭炮，残缺不可用，效果集齐了浮空堡垒的所有部件之后，纪元之树能够汇聚暗物质能量，发射暗物质能量歼灭炮，伤害值为 100W.X 一级根须数量，当前一级根须数量10.02400，可随着纪元之树等阶提升而提升。介绍：这是一棵庞大的树木，它宁静祥和，热爱和平。看完了纪元之树的面板之后，秦风一方面满意于纪元之树等级提升带来的改变，一方面又对继续升级纪元之树所要耗费的巨量资源而感到头疼。升到20级之后，纪元之树生产一个小精灵只需要 0.01 秒的时间，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完成1000万领地人口的要求。除了生产方面的变化，纪元之树的 buff 覆盖范围也得到了巨大的增长，覆盖直径比升级之前大了整整10倍。然而，这2个点却不是秦风最为看重的，他升级主城的最大动力是解锁更高等级的兵种，以及解除其他建筑的等级限制。想到这里，秦风直接就点开了自己的领地面板，开始疯狂升级自己的建筑物。叮咚，长者祭坛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11，下次升级需要5000W 金币。叮咚，长者祭坛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20，下次升级需要10000W 金币。需要主城纪元之树。叮咚，猎手大厅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20，下次升级需要10000W 金币。需要主城纪元之树。叮咚，战争古树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20，下次升级需要10000W 金币。需要主城纪元之树。叮咚，风之古树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20，下次升级需要10000W 金币。需要主城纪元之树。叮咚，奇迹之树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20，下次升级需要10000W 金币。需要主城纪元之树。叮咚，知识古树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20，下次升级需要10000W 金币。需要主城纪元之树。叮咚，奇美拉七木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20，下次升级需要10000W 金币。需要主城纪元之树。叮咚，月亮井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10，下次升级需要600W 金币。需要主城纪元之树。一连串的提示音响起，秦风将自己领地中所有能升级的建筑都升级了一遍，其中类似于战争古树这种能爆兵或者提升战斗力的建筑，秦风直接通过氪金将之等级拉满了。3个研发中心则是由于本身的特性，一建成就达到了最高等级，不需要秦风手动升级，只要主城的等阶上去了，这些建筑就能开启新的模块。至于那些个数量庞大到有些耸人听闻的月亮井，此时的秦风却是没有那么多的金钱将这些建筑升级到满级。要知道，将一个月亮井提升到20级，秦风所需要耗费的金钱就会是整整5000万，而秦风此时的领地之中有着将近20万口月亮井，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钱将之全部升级，只能升级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可即便是这样，秦风也消耗了将近500多亿的金钱和数量多到让人头皮发麻的材料。我好穷。秦风耸了耸肩，暗自感慨道：辛辛苦苦这么久，
又是上香，又是威逼的，好不容易才搞来这么一点的小钱，一下子就去了一半，饶是秦风也有点吃不消了。不过这一切对于秦风而言却是值得的，有这些数量的月亮锦的存在，秦风就能近乎无限制的为自己的战士恢复体力和能量。此时的秦风虽说没有将自己的主城变异的纪元之术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浮空堡垒，但是不要忘记了，在前哨基地的那一次搜刮之中，秦风可是得到了整整27座曲速非洲以及18座曲速非洲的原材料，每一座曲速非洲都能一次性运送整整2万名战士。只要秦风手下的那些英雄们微操还过得去，他的部队就能分批次回到领地之中进行补给，形成永动机。平时的时候，这种能力可能还不是很起眼，但是战争一旦进入到了焦灼状态之中，这就能成为秦风最大的助力，帮助他硬生生磨死所有的敌人。只可惜的是，现在的秦风实在是有点穷，没有足够的金钱和资源将这套体进化成完全体。想要将基地改造成彻底的战争发动机，秦风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升级完了自己的基地之后，秦风点开了几座建筑的面板，查看了起来。秦风首先查看的是知识古树，和此前的就拥有的战争古树不同，知识之树能够生产更高等级的战斗单位，大大增强秦风军队的战斗能力。知识古树类型：建筑物，等级20，等阶高级。建筑功能：1. 生产战斗兵种，小路，等级75级，等阶史诗阶，血量 6500W 6500W， 蓝量 500000 500000，攻击力 548W， 防御力 24W， 技能迟缓光环变阳大师级标枪精通魔法标枪，被动法力燃烧。介绍：不要被它可爱的外形给欺骗了，它有着强大的战斗力。生产费用 200W 金币。巨熊德鲁伊，等级80级，等阶史诗阶，血量 8000W 8000W， 蓝量 300000 300000，攻击力 748W， 防御力 55W， 技能变熊鼓舞自然的治愈嘲讽伤口撕裂战争践踏狂暴重生十字章。介绍：拥有强大战斗力的高级兵种，能扛能打还能奶。生产费用 500W 金币。未解锁需要永恒之树，未解锁需要永恒之树。2. 吞噬树木，效果吞噬树木，提升1000血量恢复速度。3. 拔地而起，效果纪元之树可以站起，站起之后战力等同于100级的战士。4. 坐下，效果原地坐下恢复生产形态。介绍：这是一棵热爱知识的古树。看完了知识古树的详细信息之后，秦风欣慰地笑了笑。主城晋升到了纪元之树过后，知识之树便能够生产2种战斗单位，分别是小鹿和巨熊德鲁伊。前者是远程单位，拥有着超高的伤害、魔法标枪和强大的控制能力，其法力燃烧技能更是堪称法师杀手。后者则是近战单位，不仅肉的一笔，持续作战之时打出的伤害总值更是远超过寻常的战士。伤口撕裂拥有伤害加深效果，可以参考 DOTA 2的拍拍。不仅如此，巨熊德鲁伊还拥有着极强的辅助能力，它不仅可以为秦风的战士提供鼓舞效果，还能提供极其强大的治疗能力，大大增强了军团的正面作战能力。可以说，只要秦风的德鲁伊不被秒杀，他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月亮锦的效果，疯狂加血。当然，有秦风本尊在，他的这些个德鲁伊也不可能被神阶之上的强者接触到。一旦有那样的强者进入到战场之中，秦风自会把对方拉入到猩红国度之中，让他知道什么特么的叫特么的惊喜。看完了知识之树的信息之后，秦风点开了风之古树的面板。知识古树类型：建筑物，等级20，等阶高级。建筑功能：1. 生产战斗兵种，角鹰，等级80级，等阶史诗阶，血量 6500W 6500W， 蓝量 200000 200000，攻击力 468W， 防御力 54W， 技能精神连接急速伤害分担射程加倍 buff 技能须被齐成，攻速加倍 buff 技能须被齐成，猛啄。介绍：被驯化的角鹰，能骑上它们的只能是最美丽的精灵。生产费用 200W 金币。未解锁需要永恒之树，未解锁需要永恒之树。2. 吞噬树木，效果吞噬树木，提升1000血量恢复速度。3. 拔地而起，效果纪元之树可以站起，站起之后战力等同于100级的战士。4. 坐下，效果原地坐下恢复生产形态。介绍：风之精灵在这棵古树上缠绕，弹奏着古老的乐章。看完了风之古树的信息之后，秦风嘴角的笑意更加浓重了。如果说之前的知识古树弥补了他的军团地面力量的不足的话，风之古树就能赋予秦风的军队强大的制空权。角鹰是个极其强大的空中单位，单体作战时能对敌人的空中单位造成极其恐怖的伤害能力。被女精灵骑上了之后，更是会变成角鹰骑士，拥有着对空对地2种伤害能力，堪称神域之中的歼击机。想到这里，秦风便关闭了查看面板，开始了疯狂暴兵。首先，秦风点开了战争古树的面板，开始制造精灵弓箭手和女猎手。叮咚，你花了200亿，生产了10万个女猎手，预计48小时之后生产完毕。叮咚，你花了50亿，生产了5万个弓箭手，预计48小时之后生产完毕。注释：5个20级战争古树，2个领地 buff， 女猎手和弓箭手共享生产时间。2道提示音落下，一个个女猎手、弓箭手便从战争古树之中迅速走了出来。秦风好整以暇地看向了新生产出来的女猎手、弓箭手，点开了他们的面板。
女猎手，等级70级，等阶传说阶，血量5000W，攻击力223W，防御力33W，技能大师级跃刃精通，高级防御，高阶战斗本能，资源掠夺。介绍：玩家天意招募的战斗单位拥有着强大的战斗能力。弓箭手，等级70级，等阶传说阶，血量3500W，攻击力218W，防御力16W，技能大师级弓箭精通，高级防御，高阶战斗本能，骑乘坐骑，需要脚鹰，骑上之后变成脚鹰骑士，并与脚鹰共享属性。介绍：玩家天意招募的战斗单位拥有着强大的战斗能力。看完了女猎手和弓箭手的信息之后，秦风欣慰地点了点头。主城晋升到了纪元之树过后，战争古树一类的建筑所能生产的战斗单位的属性得到了巨幅的提升。就女猎手和弓箭手的属性已经不比大部分70多级的 BOSS 弱了，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两个单位的技能有点少，不像那些个 BOSS 拥有着极其复杂的手段。不过这也不是什么致命的缺点，毕竟他们只是小兵，不是英雄。想到了这里，秦风直接就点开了另外2个建筑的生产面板，继续开始报人口。叮咚，你花费了1000亿，生产了5万头脚鹰，预计48小时之后生产完毕。叮咚，你花费了1000亿，生产了2万头巨熊德鲁伊，预计36小时之后生产完毕。叮咚，你花费了200亿，生产了1万头小鹿，预计36小时之后生产完毕。注释：小鹿和熊共享生产时间。一连串的提示音过后，秦风的钱像是流水一般哗啦哗啦的东流去。秦风强忍住心中的疼痛，开始报科技，招募英雄。至于装备，他现在是没有钱弄了，只能让这些小兵穿那些从风暴帝国赤血军团那里得来的装备。叮咚，你花了30个亿，开始研发高级护甲、高级魔抗、高级攻击。叮咚，你花了30亿，提升了你的英雄的等级。先前那3个英雄，其等级已达到当前最大限度90级，主城晋升到永恒之树后，可解除英雄等级上限，并能继续升级。详细信息请点开英雄面板查看。叮咚，你花了80亿，招募了4个英雄，招募中，招募倒计时30分钟。叮叮当当的提示音响起，秦风顿时就从腰缠万贯的土豪变成了4个都一样重的穷逼。看着自己空空荡荡的钱袋子，秦风就焦躁的头秃。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秦风的这些战士都是不用吃饭的，只要有月亮井凝聚的泉水，他们就能生龙活虎的为秦风打工。而此时的秦风什么东西都缺，唯独不缺的就是月亮井的泉水。将近20万口10级的月亮井放开了，让这些小兵喝也喝不光。想到这里，秦风的心情总算好了一些。乘着英雄和小兵还在生产，秦风开始计划起进攻方案。毋庸置疑的是，一旦让秦风生产出了他的军队，他将在局部战场之上对风暴帝国的军团造成绝对碾压的优势。只要不让风暴帝国的军队包围住他的部队，秦风就能控制他的军队，一点一点地蚕食掉整个风暴帝国的地盘。当然，即便真的被风暴帝国的军队包围住了，秦风也有办法解决，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精细的操作，只需要秦风开启暴雪，一个人把风暴帝国的军队灭了就完事儿了。只不过这样一来的话，秦风就会损失到很多成就奖励。由此，除非必要的情况，秦风不会选择率先开挂。在此境况之下，秦风所需要思考的便不再是如何攻打风暴帝国，而是如何将国战利用到极致，从里面压榨到足够的利益。一番思索之后，秦风便将自己的目标放在了风暴帝国的腹地洛萨行省，那里是风暴帝国的粮仓，也是重要的矿产资源产地。一旦攻占下了那里，秦风之前留下的那一张金币增益卡就能有用武之地，只需要一阵搜刮，就能让秦风重新变成腰缠万贯的大土豪，1000亿富翁。想象着美好的愿景，秦风的心里暖洋洋的，甚至想喝2口小酒。想着想着，一道道提示音便在秦风的耳边响起了。叮咚，你招募到了90级史诗阶英雄，未转职，未突破等级上限，魅惑魔女。叮咚，你招募到了90级史诗阶英雄，未转职，未突破等级上限，天穹守望者。叮咚，你招募到了90级史诗阶英雄，未转职，未突破等级上限，风之精灵。叮咚，你的幸运突破了天际，你触发了英雄去超越效果，你招募到了109级神阶2段英雄恶魔猎手尤迪安，特殊英雄，拥有真正的自我意识，但绝对忠诚于天意，敬天意如创生之神灵，绝无背叛之可能。神躯凝聚中，剩余时间5分钟。提示：恶魔猎手尤迪安为特殊英雄，可以自我突破，但不能通过通常秦风氪金手段升级。听到这一连串的提示音，秦风直接就呆住了。在招募英雄之前，秦风并没有想过他能触发到英雄去超越效果，更没有想到这一次他居然召唤出了在整个精灵族历史之中都赫赫有名的战神级英雄恶魔猎手尤迪安。看着英雄招募栏之中的倒计时，秦风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开始变快了。一旦尤迪安的神躯凝聚成功，秦风阵营除了他自己之外，就能拥有第2个神阶之上的战斗力。这就意味着在面对绝大部分情况之时，秦风都不用自己出手，只用把尤迪安放过去，就能灭掉大部分的敌人。更为重要的是，尤迪安和其他的英雄不同，是可以通过自主学习而晋升的。只要经历的战斗够多，学习的能力够多，尤迪安就能一直成长下去。想到这里，秦风就越发期待尤迪安的出现。不过在此之前，他还得为尤迪安准备点装备和技能。说起装备，秦风立刻就想到了那次开箱子之时开出来的否决之刃，这东西正好就是尤迪安习惯使用的跃刃武器，非常契合尤迪安。除开武器之外，秦风还从枫叶帝国皇家宝库之中拿到了10套史诗阶的装备，其中正好就有适合尤迪安，那是另外一套屠戮者套装。想到了这里，
秦风好整以暇的点开了另外3个英雄的面板，一边查看，一边等待着尤迪安的出现。天穹守望者，盖伦，等级90级，等阶史诗阶，血量80.180亿，攻击力 750W， 防御力 120W， 技能次神级防御，次神级抗性，次神级恢复，次神级战斗技能大师级大剑精通，天穹之剑，勇气，坚毅，征服。介绍：玩家天意招募到英雄，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天意。风之精灵，娜迦，等级90级，等阶史诗阶，血量60.60亿，攻击力 450W， 防御力 80W， 技能次神级防御，次神级抗性，次神级恢复，次神级战斗技能大师级法杖精通，风之祝福，和风守护，风之涌动，复苏之风。介绍：玩家天意招募到英雄，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天意。魅惑魔女莉莉亚，等级90级，等阶史诗阶，血量70.70亿，攻击力 666W， 防御力 133W， 技能次神级防御，次神级抗性，次神级恢复，次神级战斗技能大师级标枪精通，魔法标枪，被动法力燃烧，变阳，迟缓光环，囚笼，诅咒，魅惑，唤醒。介绍：玩家天意招募到英雄，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天意。简单查看了另外3个英雄的信息之后，秦风觉得还可以。对于90级史诗阶的 NPC 来说，这些英雄的数值和技能都称得上是非常不错了。更为恐怖的是，他们心灵相通，能够彼此共享自己获得的信息，团结在一起之时能够爆发出来的战斗力，绝非那些个各怀鬼胎的 NPC 所能比拟的。想到了这里，秦风便收回了目光，看向了正在凝聚身躯的尤迪安。此时尤迪安只剩下脑袋没有凝聚完成了，估计1分多钟过后，尤迪安就能出现在他眼前。漫长的1分钟很快就过去了，一个蒙着眼罩，长着2个宽大翅膀，足足有将近3米高的类人形生物从长者祭坛之中走了出来。看着眼前的男子，秦风淡淡的笑了笑，打了声招呼：尤迪安。秦风话音落下，尤迪安直接冲着秦风所在的位置单膝跪在了地上，朗声道：见过主人。听到这话，秦风满意的点了点头，而后便打开了尤迪安的面板查看了起来。恶魔猎手尤迪安，等级109级，神阶2段，等阶神阶3段，血量180.180亿，攻击力 1000W， 防御力 360W， 技能神级防御，神级抗性，神级恢复，神级战斗技能大师级跃刃精通，神级闪烁，力量强化，超感知，精灵魔法。恶魔形态，开启恶魔形态，获得1000全属性提升，冷却时间6小时。2阶恶魔形态，开启恶魔形态过后，生命值下降到10%之下时，自动开启2阶恶魔形态，获得1000全属性提升，并获得魔免状态，可以被驱散，不能免疫，无视免疫的技能。冷却时间6小时。恶魔之力，开启之后获得恶魔之力，持续30秒，攻击时消耗10%当前生命值，并附带10%当前生命值的纯粹伤害。冷却时间30分钟。恶魔升华，开启之后建立一个覆盖范围达到5万码的领域，持续5分钟。持续吸取领域之内目标的生命值，每秒最多抽取10%最大生命值，目标抗性越高，效果越小。冷却6小时。恶魔飞升，开启之后获得远程伤害能力，攻击力提升500%，防御力提升500%，移动速度提升500%，状态抗性提升500%，伤害附加2000建设范围，持续30分钟，冷却时间6小时。恶魔的呼唤，开启后自动复活深州5万码范围之内所有被恶魔猎手尤迪安击杀的单位，强行奴役对方的尸体，持续5分钟，冷却时间6小时。暗夜降临，开启后扭转天象，将之变换成最浓重的黑夜，持续30分钟，冷却时间6小时。暗夜猎手存在于黑夜之中时，恶魔猎手尤迪安的移动速度提升500%，攻击速度提升500%。暗夜恐惧，释放出恐惧能量，造成范围恐惧效果，干扰目标的灵体，使其处于混沌状态之中，并造成巨量持续伤害。处于黑夜之中时，获得无视抗性效果。权柄，恐惧散播，初级自然力量。介绍：玩家天意招募到英雄，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天意。简要的查看完了尤迪安的信息，并选择性的点开了其中一些技能的详细介绍。查看了一番之后，秦风颇为欣慰的点了点头。在招募到尤迪安之前，秦风一共接触到3个神阶之上的神灵生物，和这那3个神阶生物相比，尤迪安的实力远超过欧内斯特，略低于塔格拉玛。如果加上神阶武器否决之刃的加持，以及那套85级的屠戮者套装，在黑夜降临的时刻，尤迪安能爆发出来的极限战斗力，甚至要超过神阶3段巅峰的塔格拉玛，望见赤血炎龙博尔洛修斯的后门。然而，这还不是尤迪安的极限。在秦风的记忆之中，尤迪安这个暗夜精灵族的大英雄，可是曾到达过神阶9段的存在。眼前的尤迪安虽然并不完全是精灵族历史上的那个尤迪安，但只要给他足够的成长的时间，秦风非常相信自己的这个小弟未必会比历史上的那个尤迪安差劲儿。想到了这里之后，秦风直接从背包之中取出了7套武器和装备，丢到了尤迪安的面前。这7套武器装备之中，有着3把神阶武器。在给出这些武器之前，秦风就已然通过了武器装备等级限制解除卷轴，破除了这些武器的等级限制。否决之刃和那套屠戮者是你的，其他的装备你就拿给你的弟兄们分一分吧。看着飘到自己面前的否决之刃，又看了那泛着暗红色光泽的屠戮者套装，尤迪安眸中顿时就多出了一抹亮光。人类之所以能够凭借着不怎么出众的身体素质成为这个世界的霸主，依靠的除开人类那强大的有些离谱的生育能力之外，最为重要的便是人类锻造的这些武器和装备。如果说在肉体力量之上，
任何种族都能甩开人类一大截的话，那在装备锻造的能力之上，人类就是这神域世界之中的归零者，拥有着无比强大的绝对优势。谢主人，尤迪安激动地回答了一句，而后才小心翼翼地拿起了武器和装备，穿戴在了自己的身上。穿戴好了装备之后，尤迪安拿起了剩下的6套装备，走向了他的同族。不到片刻功夫，尤迪安便完成了秦风交给他的任务，依照着每个秦风招募到的英雄的特质，把这些装备分发到了适合的人的手中。做完这一切之后，尤迪安再度回到了秦风的面前，单膝跪了下来。主人，任务已经完成了，尤迪安希望得到您的新指示。话音落下，秦风脸上的笑意愈发浓郁了。在没有觉醒第7天赋绝对奴役之前，想要找到尤迪安这样绝对听话的小弟，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毕竟他所生产出来的那些个小精灵和战斗单位都与尤迪安不同，并不具备完整的自我意识。走到尤迪安的面前，秦风伸出手，轻轻在尤迪安的肩膀之上拍了拍，而后开口道：现在距离我的大军彻底成型还有着一段时间，你们几个就带着那些出来了的小兵先开始训练吧，先磨合一下。是，主人。接到命令之后，尤迪安便转过了身子，朝着泰兰德一行人走了过去。泰兰德，你是我们之中最懂战术的人，你能够负担得起主任交代下来的任务吗？尤迪安一脸严肃地问着。义不容辞。白狐女祭司泰兰德铿锵有力地回答着。好，那从现在开始就把我当成你们的攻击目标，向我开炮。尤迪安的话音落下，秦风瞬间就愣住了，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尤迪安居然如此的敬业。秦风让他练兵，他便把自己贡献了出去，心甘情愿成为其余6个英雄以及其他战士们的靶子，用这种近乎于实战的方式来锤炼这些士兵和英雄。这小子的觉悟还挺高。暗自赞叹着尤迪安的觉悟，秦风坐在纪元之树粗大的树干之上，欣赏起了这幅画面。尤迪安的提议说出之后，场中的另外6个英雄毫不犹豫的便应承了下来。第一，自然是因为尤迪安的等阶远远高于他们，是他们这些人之中最为强大的那一个。第二，则是因为这些被秦风制造出来的英雄们都携带着生前的记忆，对于尤迪安这个暗夜精灵的前辈有着先天的认同感。然而，这2个原因却不是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尤迪安得到了他们共同的主人秦风的授权。在秦风改变自己的主意，撤回对尤迪安的任务之前，尤迪安做出的决定就等同于秦风本人的命令。很快，在白狐女祭司的带领之下，秦风的战士们便汇聚在了纪元之树的树冠之下，排成了一个个的方阵。得益于秦风那2个领地 buff 以及秦风那数量有些恐怖的生产单元，此时的秦风已然拥有了将近7万多头女猎手、数百个角鹰、弓箭手、巨熊德鲁伊以及小鹿。需要一提的是，在那些女猎手之中，有7万头是此前生产出来的，他们的战斗力要远远低于现在生产出来的这一批。秦风没有对他们进行升级，不划算。看着拥挤在自己面前被白狐女祭司不断调整的排列方式的战士们，秦风觉得自己有必要为他们做点什么。于是他释放出了自己的精神力，将自己将要做的事情告诉了他们。所有单位注意，我会在15秒之后为你们搭建一个演武教场，立刻后退3万码。话音落下，秦风面前的所有战斗单位顿时便整齐有序地朝着密林的深处退去。他们的速度非常之快，不到5秒的功夫便推到了3万码之外，并重新结成了整齐的队形，隐匿在了密林之中。看着士兵们快到令人发指的反应速度，秦风很是欣慰，这钱没白花。一边感慨着，秦风一边操控着纪元之树改造起了面前的环境。呼呼呼呼，一阵树叶扰动的声音响起，秦风面前的树木和月亮井顿时便移动了起来。几秒钟的时间过去，眼前这原本满是树木、星罗棋布散落着月亮井的密林，顿时就变成了空无一物的空旷土地。然而，这还不是纪元之树改造环境能力的极致。只听得轰轰轰的声音响起，地面之上顿时就隆起了一个个的岩石块。这些岩石块本来存在于地下，但是在纪元之树的操控之下，却是被搬运到了地面之上。10几秒钟的时间过去，此地便出现了一个范围达到3000多平方公里的巨大演武教场。其中地形十分复杂，既有地下岩脉组成的高低错落的山脉，也有由纪元之树根须冲破到地面之上所形成的树木，更有幽深的湖泊和看不到底的裂缝，以及蜿蜒曲折于地表下方的极其复杂的地下洞穴。除开地面和地下的改变，演武教场上方的天象也被纪元之树强大的环境改造能力给改变了。一些地方下着瓢泼大雨，一些地方刮着狂风，一些地方则是万里晴空。改造完成之后，秦风便对战士们下达了第2条指令：你们还有1分钟的准备时间，1分钟之后训练正式开始。指令刚一下达，两方人马便动了起来。一方是以泰兰德为首的6位英雄率领的军队，一方面是恶魔猎手尤迪安。在人数上，这注定是一场一边倒的战斗。人少的那一方自始至终都将压制着人多的那一方殴打，但这却不是没有意义的。只要能扛得住尤迪安给的压力，秦风的士兵们之间的配合就能愈发默契。很快，1分钟的时间便过去了，战争正式开打。一个个女猎手在演武教场之中奔行，他们3人为一个小队，3小队组成一个中队，3个中队组成一个大队，交叠着向前推进。在这些女猎手之中，一个个小鹿灵巧地奔跑着，就像是一个个移动支援点，随时准备着帮助遇到敌人的女猎手，减少压力。除开小鹿之外，军阵之中的巨熊德鲁伊也没有闲着，他们眼观四路，耳听八方，随时准备变成熊，顶在女猎手的面前。而在天空之中，精灵弓箭手们骑着角鹰，很快就锁定了战场另一边尤迪安的位置。他们发出一声声的啼鸣，向地面之上的泰兰德汇报着。受到角鹰骑士的汇报之后，泰兰德直接就开启了自己的强击光环，为军阵之中的战士们提供 buff。森林守护者萨勒芬妮也不甘示弱，几乎在同时开启了经济光环。
与此同时，天边也刮起了一道和煦如春日暖阳的微风，这些微风盘旋在秦风的战士的身体之上，形成了一个个护盾。叮咚，泰兰德开启了强击光环，你的军队获得攻击力加成，提升为 30%。叮咚，萨勒芬妮开启了荆棘光环，你的军队获得反伤 buff， 反伤效果为 25%。叮咚，大家开启了和风守护，你的军队获得护盾，护盾值为 5000W， 持续5分钟。一连串的提示音响起过后，秦风的军队便向尤迪安发起了攻击。可惜的是嘛，他们的攻击力对于强大的尤迪安来说，却是连瘙痒都不如。每一道声势骇人的攻击落到了尤迪安的身上，连白印子也留不下来一道。叮咚，尤迪安受到了小鹿的攻击，受到一点伤害。叮咚，尤迪安受到了脚印骑士的攻击，受到一点伤害。叮咚，尤迪安受到女猎手的攻击，受到一点伤害。一连串的提示音在秦风耳边响起，秦风手下的远程单位疯狂地对准尤迪安开火。在小鹿等远程单位发动攻击的那一刻，前冲的巨熊德鲁伊也有了动作。只见这些个德鲁伊瞬间趴到了地上，变成了一个个身躯庞大的巨熊。叮咚，你的巨熊德鲁伊发动了技能变熊，全属性提升 500%。叮咚，你的巨熊德鲁伊发动了技能狂暴，巨熊德鲁伊丧失了 50% 的智能，获得了 500% 的伤害提升，获得 300% 的攻击速度加成。叮咚，你的巨熊德鲁伊发动了技能鼓舞，你的军队获得鼓舞 buff 叠加，总计提升 198% 移动速度、攻击速度 112% 攻击力提升。此 buff 数量越多，效果越小，具有边际效应。提示音落下的那一刻，一头头巨熊起跳，落到了尤迪安的面前。轰轰轰轰轰，一连串爆音响起，尤迪安所在的地面被巨熊们踩出了一个个坑洞。叮咚，尤迪安受到战争践踏效果，由于高额的状态抗性，再加上神阶位格，强制削减了眩晕效果，持续时间 0.000001秒。叮咚，尤迪安受到二次战争践踏效果，由于高额的状态抗性，再加上神阶位格，强制削减了眩晕效果，持续时间 0.000002秒。叮咚，尤迪安受到三次战争践踏效果，由于高额的状态抗性，再加上神阶位格，强制削减了眩晕效果，持续时间 0.000003秒。巨熊一头头的落下，尤迪安身上的眩晕效果在数据上越来越长，但是在实际情况之中，却没有对尤迪安的行动造成影响。毕竟0后面7位数的控制，即便再多也可以被忽略掉。叮咚，尤迪安受到了巨熊德鲁伊的攻击，受到一点伤害，受到一点撕裂伤害，被叠加一层伤害加深效果。叮咚，尤迪安受到了巨熊德鲁伊的攻击，受到一点伤害，受到2点撕裂伤害，被叠加2层伤害加深效果。叮咚，尤迪安受到了巨熊德鲁伊的攻击，受到一点伤害，受到3点撕裂伤害，被叠加3层伤害加深效果。叮咚，尤迪安受到了小鹿的攻击，受到3点伤害，伤害加深。叮咚，尤迪安受到了脚音骑士的攻击，受到3点伤害，伤害加深。叮咚，尤迪安受到女猎手的攻击，受到3点伤害，伤害加深。听着耳畔响起的提示音，秦风淡淡一笑。尤迪安的等级超过了他们太多，所拥有的属性完全碾压了这些士兵。想用通常的办法给尤迪安造成伤害，基本上就是件不可能的事情。即便有巨熊德鲁伊的伤害加深效果，这些士兵也不能对尤迪安造成太大的伤害。每一次的攻击都像是在给尤迪安瘙痒。当然，秦风也没有想过这些战士能对尤迪安造成什么压力。他所期待的是，这些人能够在尤迪安的手底下撑多长的时间。想到这里的时候，尤迪安也有了动作。只见他振翅一飞，飞到了半空之中，而后头顶的2只恶魔脚上光芒一闪，他一连发动了3个技能。叮咚，尤迪安发动了技能暗夜降临，以尤迪安为中心，5万码半径之内变成黑夜，持续30分钟。叮咚，检测到黑夜，尤迪安被动技能暗夜猎手触发，恶魔猎手尤迪安的移动速度提升 500%， 攻击速度提升 500%， 这是被动。叮咚，尤迪安发动了技能恶魔升华，建立起了一个覆盖范围达到5万码的领域，持续5分钟。你的士兵被尤迪安判定为敌对状态，持续吸取其生命值。由于位格差距，当前吸取达到最大值，每秒最多抽取 10% 最大生命值。叮咚，尤迪安发动了技能暗夜恐惧，以333头巨熊德鲁伊为目标，对巨熊德鲁伊造成了恐惧效果，并施加了持续伤害。巨熊德鲁伊每秒受到2000W 点伤害，持续8秒。听到这3声提示音，秦风开始期待起了泰兰德等人的反应。要知道，此时的尤迪安还是留情了的，如果连这一关都过不去的话，这些英雄也就太废物了一点。一想到此，另外那6个英雄也有了动作。叮咚，大家发动了技能风之祝福，你的士兵获得 500% 全属性提升，获得10万点异常状态抗性，持续5分钟。叮咚，巨熊德鲁伊的属性加强了，异常状态抗性提升了。巨熊德鲁伊受到暗夜恐惧影响，2秒受到200W 点伤害。叮咚，巨熊德鲁伊释放了技能自然的治愈，治疗了自己。巨熊德鲁伊获得治疗效果，每秒恢复 1000W 生命值，持续3分钟。又是一道道提示音响起，在那家和巨熊德鲁伊的配合之下，尤迪安第一波放水的攻击被顺利的抵挡了下来。那家的护盾和 buff， 再加上巨熊们自身的治疗术，勉强将他们的血量保持在了一个安全的状态之中。看到这一幕，秦风暗自点了点头，觉得这些士兵的抗压能力还算不错。然而，一时的安稳并不意味着永恒。此时的尤迪安还处于开闸泄洪的阶段，一旦缩减放水，这些士兵的压力就会急速的提升。在秦风想到这里的时候，尤迪安便开始进攻了。嘘100分号，尤迪安手中月刃飞舞，在皮糙肉厚的巨熊身上留下了一道道狰狞的伤口。叮咚，巨熊德鲁伊受到尤迪安的攻击，受到 2400W 的伤害。尤迪安的攻击速度非常的快，都快比得上没开爆血的秦风了。在尤迪安的疯狂攻击之下，巨熊们的生命值飞速下降，不到1/10秒就要见底了。
眼看着一头头巨熊就要在尤迪安的攻击之下交出重生技能重生十字章的那一刻，以泰兰德为首的一众英雄也不再留手了，纷纷开出了自己的大招。叮咚，大家发动了技能复苏之风，你的士兵获得了 buff 复苏之风，受到的伤害减少 75%， 每秒恢复 5% 最大生命值，持续时间5分钟。叮咚，萨勒芬妮发动了技能宁静，以萨勒芬妮为中心，方圆3万码范围之内，你的单位获得治疗效果，当前治疗数值为 5000W 秒，宁静效果持续5分钟。2道提示音响起，巨熊的血量迅速提升，即便每秒都在被尤迪安疯狂抽血，他们的状态依旧在不断攀升。几秒钟之后，这些巨熊德鲁伊便恢复到了巅峰状态。看到这一幕，尤迪安握着月刃的手更紧了，他减少了放水，加大了攻击的力度，提高了攻击的频率，又将300多头熊战士压制了下去。在尤迪安加大压力的那一刻，盖伦和卡莎也没有闲着。盖伦大吼一声，给自己叠加了勇气效果，获得了一个数值高达31的护盾，并获得了整整3分钟的技能免疫状态。加完状态之后，盖伦便提着手中的大剑，直接就发动了大招天穹之剑，朝着尤迪安的位置就砸了过去。只听得砰的一声，提着大宝剑的盖伦从天而降，给对着巨熊们疯狂输出的尤迪安来了个大宝剑。这一剑将尤迪安给砍了个趔趄。与此同时，尤迪安的身上也第一次爆出了突破了7位数的伤害数值条，2356487。叮咚，尤迪安受到了苍穹之剑的影响，进入易损状态之中。由于尤迪安高额的抗性和神界2段的接位，易损状态受到削弱，持续1秒，伤害加深 30%。提示音响起的那一刹那，一根匕首从暗地里飞了出来，直接就捅进了尤迪安的眉心之中。叮咚，卡莎发动了挚爱匕首，匕首触发了 N 次解脱效果，获得 7.5 倍暴击。叮咚，挚爱匕首得到了易损状态的加强，获得 30% 伤害加深效果。叮咚，尤迪安受到了1564、5740伤害。提示音响起之时，尤迪安眉心处的匕首还在深入。与此同时，一个模糊的身影也出现在了尤迪安的背后，那正是卡莎。嘘嘘嘘嘘，锋利的匕首在卡莎的手中翩然起舞，将一道道伤口刻印在了尤迪安的身体之上。124152 121543 912458 6578947，一道道伤害数值条从尤迪安的身体之上爆出。尤迪安血量下降的速度比起之前快了不少。在卡莎向尤迪安发起攻击的那一刻，盖伦也是没有闲着的，他紧紧地贴着尤迪安，用自己的肉身抵挡着尤迪安的攻击，不顾一切地卡尤迪安的身位，不让尤迪安摸到卡莎。在盖伦的拖延之下，严重放水的尤迪安便被暂时压制了下来，只能无奈地将攻击的目标对准了皮糙肉厚的盖伦。毕竟这只是一场训练而已。尤迪安的目的并不是展示自己有多么的强大，而是利用自己的武力加快他的兄弟姐妹们的磨合。想到这里的时候，尤迪安的目光不自觉地便看向了一旁的魅惑魔女莉莉亚，以及一直都没有任何动作的白狐女祭斯泰兰德。前者摇晃着脑袋，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后者则是用眼神示意他可以加大力度，不用联系他们。察觉到这一点之后，尤迪安也就不准备跟同伴们客气了，他直接就恶魔升华形成的领域扩散到了极致，将战场之中所有的人都笼罩了进去，并圈定成了目标。叮咚，女猎手被尤迪安判定成了敌对目标，女猎手每秒损失 2000W 点生命值。叮咚，角鹰骑士被尤迪安判定成了敌对目标，角鹰骑士每秒损失 2000W 点生命值。叮咚，小鹿被尤迪安判定成了敌对目标，小鹿每秒损失 2000W 点生命值。叮咚，盖伦被尤迪安判定成了敌对目标，小鹿每秒损失 500W 点生命值。叮咚，卡莎被尤迪安判定成了敌对目标，卡莎每秒损失 1000W 点生命值。叮咚，萨勒芬妮、泰兰德莉莉亚斜杠那家被尤迪安判定成了敌对目标，萨勒芬妮、泰兰德莉莉亚那家每秒损失 800W、850W、650W、750W 点生命值。注释：抗性不同。将所有单位设定为恶魔升华的目标之后，尤迪安的血量瞬间就回满了。为了不浪费恶魔升华带来的巨量的生命恢复效果，尤迪安直接开启了恶魔之力。叮咚，尤迪安开启了恶魔之力，每次攻击均会消耗 10% 当前生命值，并附加 10% 当前生命值的纯粹伤害。提示音响起的那一刻，尤迪安手上也有了动作。嘘嘘嘘，否决之刃在尤迪安的手中翩翩起舞，一刀刀的将一个个巨熊德鲁伊砍翻在了地上。否决之刃的刀刃落在巨熊德鲁伊的身上之时，一股漆黑的能量便会传递到巨熊德鲁伊的身体之中，恶魔之力。与此同时，一道道红色光芒也会沿着否决之刃上的血槽流入尤迪安的身体之中，帮助尤迪安恢复状态。否决之刃附带吸血效果，得益于否决之刃和恶魔升华的恐怖恢复效果，尤迪安的每一次攻击基本上都能触发恶魔之力的最大伤害数值。一条条恐怖的伤害数值条从巨熊德鲁伊的身体之上出现，只需要一下就能让巨熊德鲁伊丢了命。片刻功夫过后，尤迪安的面前便再也没有一个还能站着的巨熊德鲁伊了。当然，这些巨熊的德鲁伊并没有真正被杀死，他们拥有着重生的能力，只不过在复活之后，他们都自觉地离开了战场。杀完了巨熊的德鲁伊之后，尤迪安直接就将杀戮的目标放在了女猎手和角鹰骑士等后排单位的身上，根本就没有理会跟他死缠烂打的盖伦。可就在尤迪安即将要发动攻击之时，异变却是突然发生，群星坠落，一声悠长而又古老的咏叹在战场之中响起。白狐女祭司高高举起了手中的弓箭，牵引着来自星界的能量降临到这个世界之上，而她所要攻击的目标正是气势彪悍到了极致的尤迪安。声音落下之后，尤迪安头上漆黑如墨的天空透出了几点耀眼的光芒，这光芒越来越多，最终更是汇聚成了一条赤白色的光流，径直砸向了奔行之中的尤迪安。在这光流下降的过程之中，一旁歪着脑袋看戏的莉莉亚终于有了动作。
只见他举起了手中的标枪，朝着尤迪安所在的方位就是一点。下一刻，一道玄奥无比的能量便汇聚了起来，将尤迪安包裹在了其中。能量顷刻间便钻入了尤迪安的体内，将之变成了一个人畜无害的羔羊。叮咚，尤迪安受到了魅惑魔女莉莉亚的技能变羊影响，被变成了一只人畜无害的羔羊。持续1秒，抗性削弱。短短1秒的控制，放在平常的话，可能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但是不要忘了，此时那道光流已然快要砸到了尤迪安的脑袋之上。这短短的1秒控制，便成为了泰兰德大招的最大弊处。轰轰轰轰轰轰，一连串的轰击之声响起，一道道赤红的暴击伤害竖直脑门之上飘了出来，和那些没有暴击的星辰一起重挫了尤迪安的状态。165456456，45484545，45484245，45481354，尤迪安的血量飞速下降，在变阳期间，恶魔升华的抽取效果被限制了，他无法再继续从女猎手等单位的身上获得治疗效果。然而此消彼长之下，在宁静复苏之风的作用之下，小鹿、女猎手、角鹰骑士的血量却是瞬间就恢复到了满状态。一边召唤的群星攻击尤迪安，泰兰德一边用指挥着军队发动了第2轮的进攻。叮咚，尤迪安受到了小鹿的技能变羊，被变成了一只人畜无害的羔羊。持续 0.00001 秒，抗性削弱。叮咚，尤迪安受到了小鹿的技能变羊，被变成了一只人畜无害的羔羊。持续 0.00002 秒，抗性削弱。叮咚，尤迪安受到了小鹿的技能变羊，被变成了一只人畜无害的羔羊。持续 0.00003 秒，抗性削弱。一连串的提示音响起，小鹿们疯狂地发动的变羊技能一层一层的往上叠加，刷刷刷刷，乘着尤迪安被变羊的空隙，女猎手和角鹰骑士也开始了攻击。一时间，剑矢与月刃齐飞，魔法同流星一色。当然，如此好机会，盖伦和卡莎也是不会放过的。盖伦挥舞着大宝剑，疯狂地给尤迪安推荐业务；卡莎则紧握住手中的匕首，照着尤迪安的腰子就开始招呼。那家萨勒芬妮、莉莉亚、泰兰德也不管不顾地开始进攻，技能和攻击像是雨点一般，疯狂地打向尤迪安。月神之剑、闪电链接、挚爱匕首、苍穹之剑、法力燃烧、迟缓光环、征服。尤迪安的血量以不可遏制的速度迅速下降，片刻功夫过后，便跌落到了1/3的血量之下。一连输出了将近3秒多钟的时间，尤迪安这才从控制状态之中缓了过来。见到尤迪安恢复了清醒，拿回了对身体的控制权，泰兰德伸出左手，猛地一握拳。随着这一握拳，战场之中所有的士兵便停下了手中的动作，退回到了军阵之中。尤迪安则是喘着粗气，一脸兴奋地同兄弟们站在了一起，冲着秦风所在的位置朗声说道：“禀告主人，训练已完毕。”话音落下，尤迪安便和泰兰德一起率领着一众英雄和士兵，朝着秦风所在的方向便单膝跪了下去，一言不发地等待着秦风的训话。看到这一幕，秦风欣慰地点了点头，吩咐道：“你们的对练做得非常的不错，这样的对练以后可以多来一点。现在回到领地之中去吧，我开启了月亮井的恢复功能，他们会帮你恢复状态。对了，恢复完状态之后继续训练，只要不出现人员伤亡，可以随意加大力度。”遵命。秦风话音落下之际，铿锵有力的声音便回应着他。这话音还在场中回荡之时，泰兰德便带领着军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回到了领地之中的月亮井边。在将近20万口月亮井的恢复之下，这些战士的血量、蓝量、体力、军事在一瞬间就恢复到了巅峰状态。一番休整，并制定好了新的训练方案，确定了新的训练强度之后，泰兰德便带着士兵们回到了演武场之中。此时，经过一段时间的生产，秦风的士兵的总量已经要达到10万了。他们密密麻麻地站立在演武场之中，静悄悄地准备着新一轮的训练，宛如风暴到来之前那平静的海潮。士兵们就位之后，工具人兼人肉沙包尤迪安也做好了准备，到达了战场的另一边。随着一声号角声响起，训练再度开始。简单扫了几眼对练的双方之后，秦风点开了生产系统，查看了一下时间。现在距离他的军队完全成型还需要40多个小时，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秦风有大量的想法可以实施。想到这里的时候，秦风嘴边顿时就浮现出了一抹淡淡的微笑。经过此前的那一番生产之后，秦风老特么缺钱了。不过缺钱却不意味着秦风就没有搞钱的办法。作为众生者，秦风的脑海之中装着的搞钱方法可谓是多的数都数不清楚。如果再加上秦风刚刚获得的国战指挥官的身份，秦风搞钱的花样还能增加上不少。想到这里，秦风便打开了国战面板，开始编辑国战任务。得到国战指挥官身份之后，秦风便从一个玩家进化成了拥有着坑玩家能力的超级玩家。这一次，他准备给华夏大区的玩家们挖一个坑，让他们被卖了，还高高兴兴地说坑的好。从神域游戏发布到现在，现实世界之中已然过去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在这半个多月的时间之中，神域游戏对于现实的影响能力逐渐加深，所能生产出来的游戏头盔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了。对此，神域游戏直接将游戏头盔的售价降到了500块，并给了之前那些通过高价钱购买游戏头盔的玩家们巨额的补偿。不过，这其中的大部分玩家在拿到补偿之后，眼睛都不眨一下嘛，便将拿到的钱全部充值到了游戏之中。而秦风此时打的正是这笔钱的主意。很快，秦风便编辑好了国战任务，点击了发送。下一刻，一道道世界通告响起在了每一个玩家的耳中。世界公告：枫叶帝国国战指挥官天意发动了国战征召令，所有枫叶帝国的玩家均可以参与到国战任务之中。接受此任务之后，参战玩家每次杀敌、摧城、
掠夺帝国资源，都能获得相应国战点数，并能用国战点数在国战商城之中购买武器装备、宝箱、技能、卷轴、经验书等等物品。世界公告：枫叶帝国国战指挥官天意发起了国战募捐，所有枫叶帝国的玩家均可以参与到募捐之中。每向国战指挥官天意捐赠10个金币作为国战经费，就能获得1点的国战点数。世界公告：枫叶帝国国战指挥官天意发起了雇佣军征召令，向全华夏大区所有玩家开放，只要缴纳1000金币的押金，就可以参与到枫叶帝国与风暴帝国的国战之中，并获得等同于枫叶帝国玩家同等的最惠玩家待遇，能享受枫叶帝国所有的国战政策，包括但不限于枫叶帝国国战点数、枫叶帝国国战商城。一连3道提示音响起，整个华夏大区的玩家瞬间就沸腾了。天意大佬牛逼啊！感谢天意大佬给我们送福利，天意大佬万岁！国战终于来了吗？好刺激啊！我要拿国战点数，我要买经验书，捐赠10个金币就能获得1点的国战点数，这国战点数就他妈是白送啊！不说了，我要去捐钱去了，要是去晚了，估计汤都喝不到一口。我靠，这捐钱的渠道在哪里啊？我怎么没有看到啊？哈哈哈，愚蠢的人类，我知道在哪里，但是我就是不告诉你，气不气？我捐了10万，嘿嘿嘿，其实我捐了100万，我就是要迷惑你们，我自己悄悄卷。我也捐了10万，什么傻逼，居然才捐10万，老子有炮8，我都捐250万。世界频道热闹的有些离谱，但是和秦风耳边那叮叮当当响起的提示音比起来，世界频道却算得上是一方净土了。叮咚，你收到了双枪老太婆的捐赠，你获得了100万金币。叮咚，你收到了一坨小仙女的捐赠，你获得了500万金币。叮咚，你收到了野奥奈我河的捐赠，你获得了250万金币。一连串的提示音在秦风的耳朵边上响起，秦风的金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增长，比挖矿啊、打劫的枯魔物啊、抢风暴帝国士兵啊、开军虚处之类的快得多了。不过秦风却是知道，这还不是这次捐赠的终点，因为此时秦风还未接收到过任何一笔超过1000万的捐赠，也就是说，那些真正的狗大户还在犹豫之中。为了打消这些人的犹豫，秦风直接就打开了国战商城的编辑界面。成为了国战指挥官过后，秦风便拥有了编辑枫叶帝国国战商城的能力。不过，这能力还是有着一定的限制的，那就是不能让高价值的物品以极低的代价售卖出去，每一件物品的售价都必须处于一个合理的区间之中。秦风所能操控的，且对于玩家而言最具有杀伤力的，便是国战商城里上架的那些个物品。一念及此，秦风也不含糊，直接把能上的东西全都弄上了国战商城。只不过在上架这些东西的时候，秦风动用了一点小心思，充分的把价格歧视搞了个淋漓尽致。叮咚，你上架了爵位，其中公爵爵位兑换资格1份，侯爵爵位兑换资格3份，伯爵爵位兑换资格9份，男爵爵位兑换资格50份。叮咚，你上架了神级经验书100本，史诗级经验书1000本，传说级经验书1万本，黄金级经验书100万本。叮咚，你上架了史诗阶套装10套，你上架了传说阶套装100套，你上架了黄金阶套装1万套。叮咚，你上架了神级技能书10本，你上架了高级技能书100本，你上架了终极技能书1万本。叮咚，枫叶帝国国库已逼近最大负荷，请国战指挥官谨慎设置奖励数量。叮咚，你上架了特殊职业转职卷轴10份。叮咚，枫叶帝国国库达到当前阶段最大负荷，不能再支付相应奖励，请国战指挥官停止奖励设置，待到国战取得进展之后，本功能将再度开启。一连串的提示音响起，秦风直接将枫叶帝国国库的资金给搬空了，让这些奖励的总价值达到了枫叶帝国国库现如今能够承受得住的极限值。不过在秦风的操作之下，每一个上架的奖励都是非常珍贵的，而且数量极其的有限。但凡有玩家想要在国战商城之中拿到自己想要的宝物，就需要疯狂的刷国战点数，抢在所有人之前用国战点数去兑换奖励。不过秦风可不想就这么放过这些玩家们，如果秦风让这些玩家如此轻松的就把东西兑换走，他还玩个锤子。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秦风直接设定了一个国战商城开启的时间，并设下了短短1小时的兑换时限。设计完成之后，秦风便将这条消息以国战指挥官的身份发送了出去。世界公告：枫叶帝国国战指挥官设定了国战商城开启时间，开启时间为每周六晚上6点，结束时间为每周六晚上7点。世界通告再次响起的时候，世界频道之中的气氛顿时就变得凝重了起来。每周周六限时兑换，这不就是说手快有手慢无？也不知道这国战会持续多久，如果说只持续几个月，那不就是说兑换的次数是有限的吗？我感觉也是啊。不管了，先捐钱了再说，说不定这国战商城里就有什么好东西呢。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兄弟们冲啊！梭哈是一种艺术，梭哈，梭哈！在玩家们讨论着国战商城的兑换次数之时，秦风淡然一笑，抛出了另一个大杀招。他直接开启了国战商城的预览系统，让每一个进入国战商城的玩家都能够看到国战商城里能够兑换的奖品。设置好了预览系统之后，为了避免有一些粗心大意的玩家发现不了国战商城的变化，秦风直接就动用了至尊游戏仓的特权，发了一条置顶的消息：天意，国产商城已开启预览功能，每一个玩家都可以在国战商城之中寻找自己想要兑换的奖品。此话一出，整个世界频道瞬间就沸腾了，玩家们连忙点开了国战商城的界面，查看起了其中上架的奖品。我靠，居然有经验书，还是神级的，我的等级有救了！居然是史诗界的套装啊！兄弟们，我看到了什么？居然是爵位，居然能直接兑换公爵爵位！公爵爵位是我的，谁都不能跟我抢！我要像天一大佬一样成为枫叶帝国的公爵！滚犊子！就你那穷逼样，你配吗？
其他的东西你们随意，我只要特殊职业转职卷轴。不说了，我氪金去了。冲他个1000万，才1000万瞧，谁不起呢？我冲1亿，切，一个小目标就把你嘚瑟的。我来10个小目标。在国战商城的刺激之下，玩家们一个二个像是打了鸡血一般的疯狂氪金。与此同时，秦风的耳边也响起了一道又一道的系统提示音。叮咚，你收到了可爱没有脑袋的捐赠，你获得了1000万金币。叮咚，你收到了马卡巴卡的捐赠，你获得了2000万金币。叮咚，你收到了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的捐赠，你获得了5000万金币。听着耳边越来越急促，金额越来越大的捐赠，秦风笑得合不拢嘴。不过从这些捐赠者的 ID 之中，秦风却是没有发现那些个真正有钱的家伙，还挺能忍。我倒要看看你们能忍到什么时候。秦风暗自感慨着，注意着耳边的系统提示音，静静地等待了起来。在秦风等待的同时，枫叶帝国之中那些超级氪老玩家们也盘算着得失。和之前不同的是，由于这一次涉及到的利益太过于巨大，而且是只要有钱就能弄到手的，他们之间并没有像之前那般联系，而是单独思量着这一切。毫无疑问的，这些人都无比嫉恨秦风，嫉恨秦风夺走了属于他们的风头。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不会让秦风从自己的身上拿到哪怕半点的好处。但是时势不由人，此时的秦风已然成为了枫叶帝国的国战指挥官，拥有了制定国战政策以及奖惩机制的权利。想要从这场国战之中拿到足够的利益，他们就需要给秦风上税。即便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那个所谓的捐赠到最后也只会落入秦风的口袋之中，但在面对着国战商城里那些奖品的诱惑，他们却是心甘情愿地钻进了秦风的套子之中。妈的，吃了我的你，总得给老子吐出来！就让你先得意一会儿，等我站起来了，我让你知道什么叫莫欺少年穷。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居然把这么贵重的宝物放出来，天意啊天意！你可真是鼠目寸光。等我拿到这些奖品，我迟早会超过你。强忍着心中的不适，为自己的行为做了解释之后，这些氪老们便点开了游戏的充值界面，掏出了自己的银行卡，疯狂充钱。充完钱之后，这些人便利用捐赠通道，将充值得来的金币直接打进了秦风的账户之中。叮咚，你收到了床头车如流水马如龙的捐赠，你获得了10亿金币。叮咚，你收到了以奥典奈我河的捐赠，你获得了9亿金币。叮咚，你收到了诸神灭仙的捐赠，你获得了8亿金币。悦耳的系统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响起，秦风的腰包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鼓胀了起来。1个多小时过后，捐赠的狂潮才渐渐平息了下来。此时，那原本由秦风独领风骚的国战积分排行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战积分排行榜，第1名，床头车如流水马如龙，国战点数1亿点。第2名，夜战八方藏刀式，国战点数9800万点。第3名，爷奥奈我河，国战点数9000万点。第4名，诸神灭仙，国战点数8000万点。第5名，开拖拉机的18种方法，国战点数7500万点。第6名，摩托车的维修艺术，国战点数7000万点。第7名，纳摩加特林菩萨，国战点数4800万点。第1名，莫洛托夫鸡尾酒，国战点数4400万点。第1名，日川钢板，国战点数3600万点。第1名，水流如注，国战点数1700万点。由于秦风制定的捐赠政策，国战点数变得非常容易刷取，只要向秦风捐钱就能得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战积分排行榜第10位的那一人已经拥有了超过1000万点的国战点数。至于秦风，此时的他除了有钱，什么都不是。就他那一点击杀风暴帝国士兵和二皇子而得来的国战点数，别说上榜了，在所有枫叶帝国玩家之中都排不到中游地位。不过秦风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国战点数非常低下而着急，都不说他那即将要出场的大军，单单只是这游戏的一个 bug 便能让他拥有超过所有人的国战点数。要知道，此时的秦风不仅是国战指挥官，他还是一个玩家。有了这一层身份之后，他就可以找个由头左手倒右手，用玩家捐给他自己的钱再捐给他自己，循环往复，疯狂刷点。想到这里的时候，秦风开心地笑了笑。那些玩家以为国战商城里面的那些商品是提供给他们的，但秦风设置这一切的时候，便注定了这些玩家看到的只能是一场镜花水月。每周六晚上6点，国战商城开启兑换之前，秦风会利用自己的职权，将国战商城里面那些有价值的物资全部给兑换出来。等到那些玩家兴高采烈的想要用国战点数去兑换奖励之时，他们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手速居然如此的慢，连一个奖励都抢不到。在秦风思考着用什么姿势去搜刮国战商城之中的奖品的时候，一个人影从传送装置之中缓缓走了出来。他出现的区域是 T9 区域，这里也是秦风领地之中 NPC 最多的地方。走出传送阵之后，那人一脸焦急地拉过了商会之中的一个工作人员，急切地问道：“你知道天翼大公在哪里吗？风暴帝国已经集结了，军队准备攻打我们了，我需要立刻禀报天翼大公，请他做出决断。”话音一落，商会工作人员的脸色瞬间就变了，他连忙走回了海瑟薇主持工作所在之地，将这事儿禀报给了海瑟薇。听清楚了此事的缘由之后，海瑟薇直接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带着那个传讯之人到纪元之树下找到了秦风。见到秦风的那一刻，传讯小兵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高声禀报道：“天翼大公，大事不好了，风暴帝国的人发兵了。”“哦，他们要攻打的是哪一座城市？”秦风眉头一抬，缓声问道。风暴帝国的大军已经靠近了007号通道旁边的钢铁要塞，光是先遣部队便有足足20多万人。20万人？行，我知道了，你回去告诉陛下，我会立刻动身解决掉这些人的。谨遵天翼大公旨意。传讯小兵一脸激动地回答着，
而后便站起了身子，朝着 T9区域的传送阵而去。小兵走后，海瑟薇连步轻摇走到了秦风的身边。什么时候走啊？现在。秦风淡然回答着。哦，那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吗？开战之后，我的流水会变得相当巨大，我需要你帮我管好后勤，把我拿到的战利品全部变成钱。听到这话，海瑟薇淡淡点了点头，挨着秦风的身子坐在了纪元之树的树干之上。我这段时间可没有浪费时间哦，我们现在不但有了自己的销售渠道，还和大陆之上的10家巨型拍卖会有了合作，流转的事情你可以不用操心，我会帮你把一切都办妥当的。秦风淡笑着点了点头，温声说道：辛苦你了，等手头的事情忙完，我就给你放假。海瑟薇轻轻摇头，眸子里闪烁着温和的光芒，回答道：好啊，你这话我记下了呀，到时候你不给我放假，我就不干了。秦风哈哈大笑，也不接海瑟薇的话，站起身子跳下了纪元之树，闪烁到了演武教场之中，站到了正互相对轰着的尤迪安和泰兰德一行人之间。此时演武教场之中，标枪齐飞，弓箭乱射，魔法能量四处晃荡，其中有不少的攻击都落到了秦风的身上。不过这样一些攻击却没有对秦风造成可以看见的伤害。此时的秦风已经达到了50级，觉醒了第5天赋绝对抗性。第5天赋绝对抗性，无视任何前置条件，减免 99% 的伤害。在如此恐怖的伤害减免能力面前，落到秦风身上的那些个攻击，连秦风自身的生命值回复速度都压制不了。看到这一幕，纪元之书上的海瑟薇直接就呆住了。他知道秦风很强，但却不曾了解秦风居然强到了如此程度。要知道，那些士兵之中等级最低的都有70级啊，其中更有6个等级达到了90级，只差一步便能迈入神阶的英雄存在。这样的强者发动的攻击，居然连秦风半根毫毛都伤不到。他已经成长到了这种地步了。一时之间，海瑟薇既替秦风感到高兴，又替自己感到悲哀。高兴的是，秦风此时已然成为了神域大陆之中最为顶尖的强者；悲哀的是，他和秦风之间的距离也将因为这份越来越强的战力而变得越来越远。此时的秦风并不能对海瑟薇的感觉感同身受，他脑子里想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搞钱。只见演武场之中，秦风伸出左手，凌空一握，对战的双方立刻停下了交战的动作，由迪安回到了泰兰德一行人的阵营之中，那些小兵则是排成了队列，等待着秦风发号施令。看着自己军容整齐的部队，秦风也不拖延时间，直接就发出了指令：30秒之内登上曲速飞船，我们出征。话音落下，秦风便放出了整整7座曲速飞船。曲速飞船漆黑的外壳在阳光的照射之下闪着灵灵的寒光。随着一阵嘎吱嘎吱的声音响起，7座曲速飞船的大门打开了。演武教场之中，13万名士兵像鱼群一样涌进了曲速飞船之中。片刻功夫过后，曲速飞船启动，在一阵巨大的轰鸣声里，7个漆黑而幽深的虫洞出现在了演武场的上空。曲速飞船缓缓钻进了这7个虫洞里，向着它的目的地而去。10多分钟过后，一连7个幽深而漆黑的虫洞出现在了钢铁要塞城东面的山林之中。随着这7个虫洞的逐渐扩大，秦风的曲速飞船缓缓从虫洞里回到了神域大陆之上。之所以将降落的地点选在这里，主要是因为秦风不想暴露自己拥有了曲速飞船的事实。毕竟在40多天过后，秦风还要收拾那些玩家。如果让那些心怀不轨的玩家们知道秦风拥有了这般神物，他们之中比较聪明的那一部分，说不定就不会撕毁那一份和秦风之间的协议，不给秦风以剿灭他们的借口。曲速飞船停好了过后，秦风的士兵很快便整齐地走出了飞船，进入到了山林之中。此时，几十公里之外的钢铁要塞已然被风暴帝国的士兵围了个水泄不通。秦风抽出斩龙之刃，朝着钢铁要塞的位置一指，口中大喊道：杀！枫叶帝国边境钢铁要塞！轰轰轰轰轰！魔导炮打出的炮弹如同雨点一般，落在了钢铁要塞的防护屏障之上。看着越来越薄的防护屏障，钢铁要塞之中的枫叶帝国士兵以及属于枫叶帝国的玩家们均是露出了恐惧的神色。在枫叶帝国情报系统的支持之下，他们早在4个多小时之前便察觉到了风暴帝国的士兵的进攻意图。在他们看来，钢铁要塞城高墙厚，区20万人想拿下这座要塞，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风暴帝国派出的这20万先遣部队并非是寻常军队，而是风暴帝国3大军团之一的怒涛军团。作为风暴帝国的传奇军团，怒涛军团一直有着最好的装备以及最强的士兵。他们之中的每一个士兵的等级都在60级以上，100个军团的正式编制之中，更是有足足2个70级以上的强者。但这还不是怒涛军团的最大优势，这一次他们不光是出动了20万人，还拉来了足足3000门魔导大炮。在这3000门魔导大炮的恐怖威力之下，钢铁要塞引以为傲的防护屏障根本支撑不了太久。天翼大公什么时候才能带军支援我们啊？是啊是啊，再不来的话，我们可都没了呀！兄弟们坚持住，不要放弃，我们已经收到了消息，天翼大公正在赶来的路上，顶住，顶住，我们就有活下去的希望。城墙之上，小骑官们疯狂地吼叫着，在他们的督促之下，一个个士兵毫不保留地将自己的力量灌注到了引导器之中。这些力量进入到引导器之后，会随着城墙的能量传导回路，进入到防护屏障之中，增强防护屏障的防御能力。除开枫叶帝国的士兵，那些响应着秦风的号召，参与到这次国战之中的玩家们也竭尽了全力。和黑胶团的那次副本不同，要是他们在这国战之中嗝屁了，他们可是会受到死亡惩罚的。为了保住自己奋斗了无数个日夜的成果，玩家们疯狂地将自己的力量灌注到引导器之中。然而他们的一切努力对于正在怒吼着的魔导大炮而言却是毫无意义的。轰隆轰隆，魔导大炮上的魔法回路一次次亮起，又一次次熄灭，一个个带着巨大毁灭能量的炮弹，不同坠地的陨石
一般带着无可抵挡的气势砸向了防护屏架。啪的一声，玻璃炸碎似的脆响，钢铁要塞的防护屏障被魔导大炮轰击出了一个巨大的破洞。紧接着又是无数个炮弹袭来，将钢铁要塞的能量防护屏障打了个千疮百孔。咔嚓咔嚓的声音响起，钢铁要塞之上的士兵一脸痛苦地捂住了自己的耳朵。下一刻，巨大的防护屏障像是冬日里被敲碎了的冰块一般，噼里啪啦的就落到了地上，碎落成了一地雪白的粉末。杀！巨大的吼声从钢铁要塞的下方传来，一个个风暴帝国的士兵红着眼睛，宛如的枯魔物一般疯狂的前冲。冲刺到一定的距离之后，这些风暴帝国的士兵纷纷蓄力跳起，直接就跃上了钢铁要塞的城墙，与钢铁要塞的防守士兵和玩家们展开了近身肉搏。由于个体实力的巨大差距，枫叶帝国一方的阵地不断被蚕食，一具具残破的尸体遗留在了城墙之上，被众人来回践踏，被碾碎成了一地夹杂着灰尘的血肉。眼看着枫叶帝国的最后防线就要被突破，所有人的耳边却是传来了一阵大地震颤的声音，那声音无比的巨大，像是有什么巨兽正在朝着他们奔来。在心中无来有恐惧的支配之下，交战的双方同时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只见在地平线之上出现了一道长达数千米的巨大烟尘，而在这烟尘之下，大地有节奏的震动着，上下震动的幅度竟然达到了肉眼可见的程度。吼！震耳欲聋的吼叫之声传来，一个个高达10多米的巨熊从烟尘之中冒出了头来。看到这些巨熊的一刹那，交战双方顿时就愣住了。从这些巨熊那嚣张的步伐以及恐怖的气息之中，这些人军士察觉到了极端的危险。在这些巨熊的面前，他们孱弱的就像是成年人面前的婴儿，都不需要使多大的力气，提起来往地上一摔，就能将他们置于死地。同两方的士兵一样，风暴帝国的指挥官也觉察到了这危机。看着巨熊们行进的路线，风暴帝国的指挥官判断出巨熊的目的地应该是他们围攻着的钢铁要塞。为了不让自己的士兵受到这些巨熊的攻击，风暴帝国的指挥官连忙指派手下吹响了撤退的号角。号角的声音刚一响起，风暴帝国的士兵便从钢铁要塞的城墙之上撤了下来，回到了军阵之中。人员到齐之后，风暴帝国的指挥官便带着自己的军队向着左后方撤去。他准备先让这些巨熊和枫叶帝国的人战一场，等待双方都精疲力尽没有后继之力的时候，他再带着军队出现坐收渔翁之利。然而风暴帝国的指挥官没想到的是，他们这一边刚一往后方撤去，那些巨熊行进的路线便发生了偏移，径直朝着他们的方位奔了过来。为什么？这些巨熊的目标为什么会是我们？不应该啊，我们刚刚才到这钢铁要塞，可没有得罪过这些巨熊啊。风暴帝国的指挥官惊疑不定地看着那1000多头巨熊，摸不到半点的由头。不光风暴帝国的人迷糊了，枫叶帝国一方的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同风暴帝国那边绝望的氛围不同的是，枫叶帝国的人一脸的幸灾乐祸。哈哈，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呀！你们说是不是这风暴帝国的人端了这些巨熊的崽子？不然他们怎么会出动这么多族人报复？兄弟们，建立防护屏障，吃瓜不安全，家人两相累。在枫叶帝国阵营一众人员幸灾乐祸的时候，巨熊德鲁伊很快便冲杀到了风暴帝国的军阵之中。和风暴帝国那多达20万人的军队相比，巨熊德鲁伊的数量显得有点少，但若是论起战力，巨熊德鲁伊们却是能把风暴帝国的那些个士兵甩得连车尾灯都看不到。吼！巨大的吼声从军阵之中传来，伴随着一道道重物起飞又掉落到地面的声音，谱写成了一片染着血色的交响曲。在战争践踏和伤害加深这两个大杀器的作用之下，风暴帝国的那些个士兵就像是田地里遇到了镰刀的麦子，一片一片的倒在了地上。叮咚，你的巨熊德鲁伊击杀了风暴帝国怒涛军团的士兵，你获得2点的国战点数，你获得120W点的经验值。一连串提示音在秦风的耳朵边上响起，对于这种不需要自己动手就能拿到经验值的体验，秦风觉得可以多来一点。10几秒钟过去，在巨熊德鲁伊们的进攻之下，风暴帝国的士兵们节节败退，离钢铁要塞的距离越来越远。不过怒涛军团毕竟是风暴帝国最为顶尖的军团之一，虽然他们之中每一个人的单体作战能力都不如秦风手下的巨熊德鲁伊，但是凭借着军阵和怒涛军团特有的战法，局面却是逐渐稳住了。列阵，盾卫兵在前，枪兵在后，开启能量屏障，范围打击即将到来，弓箭手准备，距离2356 45度角，满弓蓄力，启动魔力增幅法阵，准备实施范围性打击。魔力增幅法阵启动完毕。第1、第2魔导部队实施冰元素打击，第3、第4魔导部队制造扩散反应，第5、第6、第7魔导部队启动火焰爆轰模式，不要珍惜你们的魔力。风暴帝国万岁！皇帝陛下万岁！一道道命令发出，德鲁伊们的进攻被抵挡住了。在盾卫兵和长枪兵的限制之下，德鲁伊们很难再像之前那样顺利的撕开风暴帝国的防线。然而这还不是最为严峻的事情，空气之中元素能量逐渐狂暴了起来，一阵阵刺骨的寒意汇聚而来，将战场之中呼啸着的狂风都冻结在了一起。紧接着一个个硕大的冰溜子就从天空之上落了下来，这些个冰溜子无差别的覆盖了巨熊德鲁伊以及顶在最前面的盾卫兵和长枪兵。啪啪啪啪，冰溜子疯狂下落。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仅有人的手臂大小，但随着空气之中冰元素愈发浓郁，这些个冰溜子迅速的膨胀了起来，变成了一个个小型的冰山。轰轰轰轰轰轰，一座座冰山像是陨石一样砸落到了地面之上，落地的那一刹那，冰山便粉碎开来，变成了纯粹的冰元素能量。在这些冰元素能量的影响之下，战场瞬间就变成了冰雪的世界，就连秦风的那些个巨熊德鲁伊也被这冰雪染色成了北极熊。
刺啦！一座冰山非常精准地落到了一头巨熊德鲁伊的背上，借助着巨大的惯性和魔力增幅法阵的加强，这些冰山的伤害能力变得极其的恐怖，非常轻易的就破开了巨熊德鲁伊的防御，在巨熊德鲁伊的背上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26569、26598、26789，一瞬间冰山下落的速度骤然加快，落下的冰山的数量也在疯狂的增长。变熊之后的巨熊德鲁伊们有着40亿的血量，这血量看起来非常的厚，但是在怒涛军团将近2万个冰法师的攻击之下，却也是不够看的。毕竟他们不是欧内斯特那种 BOSS 级的生物，只是个80级的普通生物而已。看到这里一幕，秦风转过脑袋，看向了一旁一直注视着战场的泰兰德。自从秦风发布完进攻的命令之后，秦风便把指挥的权力全权交给了泰兰德。察觉到战局的变化，泰兰德的眸子依然无比的平静。只见他嘴唇微张，一道命令便在巨熊德鲁伊们的脑海之中响了起来：启动 B 计划。话音落下，巨熊德鲁伊们便有了动作。呼啦呼啦的声音响起，一道道温和到了极致的自然能量凝聚而出，汇聚成了一个个温和无比的罩子，笼罩在了每一个巨熊德鲁伊的身体之上。叮咚，巨熊德鲁伊释放了技能自然的治愈，治疗了自己。巨熊德鲁伊获得治疗效果，每秒恢复1000W 生命值，持续3分钟。叮咚，你的巨熊德鲁伊发动了技能狂暴，巨熊德鲁伊丧失了50%的智能，获得了500%的伤害提升，获得300%的攻击速度加成。叮咚，你的巨熊德鲁伊发动了技能鼓舞，你的军队获得鼓舞 buff 叠加，总计提升218%移动速度攻击速度，126攻击力提升。此 buff 数量越多，效果越小，具有边际效应。一道道提示音响起，巨熊德鲁伊的战力瞬间暴涨。同一时间，巨熊德鲁伊们的血量也被抬了上去。好！巨大的吼声从战场之中响起，将那些被冰山砸得抬不起头、握不住盾的盾卫兵们整了个趔趄。趁他病要他命，这是一瞬间的失误，泰兰德便抓住了机会。他的声音第二次在巨熊德鲁伊们的脑海之中响起：9点钟方位，距离2148米，敌军防线出现了缺口，第一、第二编队全力破阵。话音落下，200多个巨熊德鲁伊便从地上跳了起来，砸向了泰兰德所说的那一个薄弱点。轰隆！落地之后，200多头巨熊德鲁伊同时发动了，而战争践踏将挡在他们面前的风暴帝国士兵震晕了过去。死啦！一道道血肉被撕裂的声音响起，怒涛军团防线之中的一个地点瞬间就被巨熊德鲁伊撕开了。紧接着，更多的巨熊德鲁伊原地跳了起来，落到了他们同伴的旁边。恰在此时，强劲的狂风呼啸着来到了巨熊德鲁伊们原先所站的位置。在狂风的扩散效果之下，战场之中的冰元素迅速向四周蔓延，将3000码之内的范围都染上了冰霜的颜色。而后不到半秒钟的时间，一个个巨大的火球便带着炽热的热力砸了下来，地上的冰雪瞬间蒸发，3000码范围之内的那些个风暴帝国的士兵也遭了殃，被那恐怖的热力连带着身上的坚冰给融化成了一地红色的血水。看到这一幕，城墙之上观战的枫叶帝国玩家们直接就呆住了。我靠，这些个巨熊一个个浓眉大眼的，没想到心思这么深沉，居然还知道借力打力。这些巨熊属实有点牛逼啊！我都没看出来风暴帝国那些人的想法，他们居然把对方的心思给猜透了，这特么还是蠢萌的熊人族吗？巨熊加油，干死那些个风暴帝国的杂碎！兄弟们，压住了，我来开盘。压什么住啊？我可得盯着人点儿，一旦巨熊们打退了那些风暴帝国的人，老子就要去捡装备。我也去，还有没有要去的？我们可以暂时结盟。干！捞他一笔就跑，谁也发现不了。玩家们在世界频道之中议论之时，枫叶帝国的 NPC 们也兴奋的无以复加。天佑我枫叶帝国呀！虽然不知道这些巨熊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但是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我的家族就以这些巨熊作为徽章。有了这些巨熊的帮助，我们应该就能等到北境大公的支援了。哈哈哈！你们听说了吗？北境大公将会带着100万大军前来支援我们，到那时候，区暴风帝国就是垃圾。就是不知道这些巨熊能在这里待多久。你们说他们要是打完这一趟就走了，可怎么办啊？听着耳边的议论之声，站在城墙之上的枫叶帝国镇守将军脸上表情复杂至极。前些日子的时候，他和秦风有过2面之缘，以及一个约定。按照秦风所说的，他将秦风击杀了风暴帝国2皇子和风暴帝国镇守将军的事情传遍了整个枫叶帝国。做完了这些事情之后，他就开始期待着秦风口中的飞黄腾达。不过就现在的情况来看，想要飞黄腾达是有一个大前提的，那就是他能够保得住自己的小命，能够保得住这钢铁要塞。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飞黄腾达什么的都是狗屁。想到了这里，镇守将军便下达了命令，传我命令，取出所有的能量储备，修复钢铁要塞防御屏障，并开启最大防御功率。弟兄们，眼下的情况虽然比之此前有了一点好转，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掉以轻心，毕竟我们不知道这些巨熊到底是敌人还是友军，说不定待到这些巨熊打退了风暴帝国的人之后，他们就会将目标对准我们。你们的年纪还比较小，可能不是很清楚这些巨熊的由来，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们，这些巨熊属于早已消失的种族，也是就传说之中的暗夜精灵族，他们的真名叫做巨熊德鲁伊，和我们可不是同类。镇守将军的话音一落下，城墙之上的枫叶帝国的士兵脸上的表情顿时就冷了下来。俗话说得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些巨熊既然能够肆意的屠杀风暴帝国的人，自然也有可能将矛头对准他们。于是乎，城墙之上的枫叶帝国士兵们便忙碌了起来。他们搬出了钢铁要塞之中的能量矿石，将之兑进了城墙之上的各大防御法阵之中。下一刻，巨大的屏障再度亮起，
只听得铮的一声，这屏障便将整个钢铁要塞笼罩在了其中。看着那道再度亮起的防御屏障，秦风的心都在滴血。在来到钢铁要塞之前，秦风就打上了这要塞之中能量晶石的主意。要知道，作为枫叶帝国几个最为重要的要塞城之一，这钢铁要塞之中的能量晶石可是最为顶级的，即使是那种最小的能量晶石都能卖出几百金币的高价钱。而每开启1秒的防御法阵，就要消耗100块这样的晶石，也就是几万金币。想着自己的金币像流水一样消散，秦风的心就隐隐作痛。妨碍我搞钱的，虽远必诛。秦风心一横，顿时便做了决定。泰兰德，我先去一趟，你务必要按照之前的计划，把风暴帝国的士兵全都给我留下来。遵命。泰兰德话音刚落，秦风便已然完成了蓄力。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秦风便如一颗炮弹一般从山林之中飞了出去，砸向了远处的钢铁要塞。在空中飞行的时候，秦风直接开启了暴血。此时的他可没有时间跟枫叶帝国的人解释那么多，想要挽救自己的损失，秦风就需要以雷霆手段，在一瞬之间彻底打破钢铁要塞的防御屏障，震碎防御屏障的基石，也是就拿烧钱的防御法阵基座。叮咚，你发动了专属技能暴血，开启1度暴血，获得2倍全属性增幅，血量上限提升，当前血量不享受增幅，血量下降一半，持续30分钟，结束后将面临6个小时的虚弱期，可以通过再度暴血解除。一道道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响起，炽烈的血气从他的身体之中喷发而出，将他染成了一个血人。砰的一声，秦风砸落到了地面之上。落地的那一刹那，秦风瞬间就曲起了他的双腿，开始蓄力。和之前的那一次蓄力不同，此时的秦风已经经历了9度暴血的增幅，能够调动的力量是之前的512倍。巨大的力量从秦风的核心之处伸出，沿着他的骨头和肌肉传递到了脚底之上。这股巨力从秦风的脚底透出，砸在了地面之上，将大地踩得皲裂开来。借助着这股反震之力，秦风弹射而起，朝着远处钢铁要塞的方向便砸了过去。飞到半空之际，秦风抽出了斩龙之刃，握在了手中。下一刻，他直接开启了猩红之力，一道提示音响在了他的耳边：叮咚，你发动了技能猩红之力，你获得500%攻击力，提升你获得真实伤害能力。经过了9度暴血之后，秦风的攻击力本来已经变得无比恐怖了，此时再加上猩红之力的提升，秦风的攻击力便达到了一个天文数字。很快，秦风便逼近了钢铁要塞，他举起了自己手中的利刃。恰在此时，一道提示音在秦风耳边响起了：叮咚，检测到玩家有攻击己方城池的行为，请立刻停止这种行为，否则你将有一定可能损失一定的国战点数。听到这声提示音，秦风根本就不予理会，他现在可是国战指挥官，想要搞到国战点数，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且不说带着大军攻击枫叶帝国的 NPC 和玩家，单单只是利用 NPC 和玩家这2重身份，利用此前制定的那份捐赠政策，秦风就能得到许多玩家想都不敢想的国战点数。想到这里的时候，秦风与面前的防御屏障的距离已经变成了2米，手腕一翻斩龙之刃，从上至下斩向了防御屏障。咔嚓一声，看起来无比坚实的防御屏障瞬间就破碎成了一地的碎片，叮叮当当的落在了地面之上，变成了一片虚无。不仅仅是防御屏障，这座钢铁要塞也在秦风斩击的冲击力下摇摇欲坠，东南西北4个方向的哨塔更是横空折断，落到了地上，变成了一地的碎石。巨大的震动从钢铁要塞的根基之处传来，让每一个站在城墙之上的人稳不住自己的身体。我操，这他妈是谁？居然有这么恐怖的杀伤力！风暴帝国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这么恐怖的人？这杀伤力估计都得神阶9段了吧？完了完了，即便是天意大佬来了，都不一定能挡得住这个人呢。我今天就要死在这里了吗？我的野心，我的未来就在这里终结了吗？一个个念头从玩家和 NPC 的心中滋生出来。看着眼前这凶神恶煞至极的男人，枫叶帝国势力的所有 NPC 以及玩家都害怕的止不住的开始颤抖。眼前这个男人太过于强大了，那充斥在他身上的血气让他变得比黑渊之中的恶魔还要吓人。不过这样一份恐惧却没有持续太久，只因为一个玩家下意识的点开了探查之眼，查看起了秦风的属性。天意，职业战士，猩红主宰，一阶，等级50级，血量，蓝良，攻击力，防御力，力量，智力，体质，敏捷。看到这一连串的问号之时，那名玩家瞬间就呆愣在了原地。经过长时间的氪金和贡献自己的肝脏，那名玩家的等级已经达到了30多级，在无数神域玩家之中也算得上是顶尖级别了。经过第3次转职之后，这名玩家的探查之眼也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他能够查看到任何一个属性不高于自身1000倍的生物的详细信息。然而此时的秦风的信息却是一连串的问号，也就是说秦风的最差的那个属性保底都是他的1000倍。一时间震惊和宽慰同时灌满了这名玩家的内心。震惊的是，同样是玩家秦风居然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宽慰的是，来者不是敌人，而是跟他同属于同一阵营的玩家。他捐了那么多钱得到的国战点数不会因此而损失掉。天意大佬，他是天意大佬。话音落下，人群之中便传来了一阵骚动，无数玩家纷纷打开了自己的探查之眼，查看起了秦风的信息。经过几番确认之后，惊喜的神色出现在了这些人的脸上。天意大佬来了，胜利就有了；天意大佬来了，希望就有了。哈哈哈哈，我们这把不可能输了呀！风暴帝国的崽子们准备好被屠杀了吗？激动之下，玩家们直接将自己心中的想法说了出来。此时秦风身上的血气也淡了些许，一张俊俏的有些犯规的帅脸从血雾之中显露了出来。看到这张早已明动整个神域大陆的脸庞，枫叶帝国 NPC 们激动得无以复加。此前在秦风攻击防御屏障之时，他们已经做好了嗝屁的准备。待他们看清了秦风的面貌之后，心中那份对死亡的恐惧
却是消解了。他们震惊于秦风的战力，与此同时对战争的胜利也拥有了更大的信心，以至于让他们忘记了砍碎防御屏障的正是秦风本人。听着耳边一声一声如浪潮一般的欢呼，秦风面无表情地拨开了挡在面前的人群，走到了一处高台之上。谁让你们开启防御屏障的？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一种浪费？管事儿的人是谁？让他出来见我。秦风的话音刚一落下，钢铁要塞的镇守将军便从人群之中走了出来，单膝跪地拜倒在了秦风的面前。钢铁要塞镇守使，原地窟通道入口驻守营地指挥官席勒参见北京大公。说完这话之后，席勒头都不敢抬，哆哆嗦嗦地跪在地上等候秦风的发落。他的政治嗅觉非常的灵敏，从秦风的动作之上，他便知道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惹恼了这个明洞帝国的公爵大人。虽然此时的他还没有搞清楚其中缘由，但挨打要立正，认错要改正，态度还是要有的。看着面前人那张熟悉的脸，回味着那句原地窟通道入口驻守营地指挥官席勒，秦风知道对方这是在提醒他要兑现几天前的那一句承诺。想到自己为眼前这军官许诺的升官发财的机会，秦风也只好按耐住心中的火气，没有发作。罢了，你们虽然浪费了些许的能量晶石，但也没有酿成什么大错。席勒，带着你的人在3分钟之内把剩下的能量晶石全部收拾好，然后交一半给我，这事儿就这么结了。听到这话，席勒顿时就明白了，天意大公这是准备要放过他。大公仁慈，属下这就去办大公交代的事情。席勒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根本就不去问秦风拿这些能量晶石做什么，直接就按照秦风的要求做了。几分钟之后，席勒提着10个储物袋回到了秦风的面前，禀告大公，这里有130万颗能量晶石，其中小型能量晶石72万颗，中型能量晶石28万颗，大型能量晶石18万颗，特大型能量晶石10颗，还有2万个是能量晶块。听到这话，秦风淡淡点了点头，心说上道。以钢铁要塞的规格和等级，这么些能量晶石已然是这座要塞近乎全部的储备的，根本就不是秦风所要求的一半。不过秦风倒是没有拒绝席勒的好意，他淡笑着接过了席勒递来的储物袋，轻轻拍了拍对方的肩膀，淡然说道：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枫叶帝国2路大军的统帅了，负责统领枫叶帝国的军队以及被征召而来的江湖游侠。听到这话，席勒强行按捺住心中的激动，回了一句：谢大公提拔，属下绝不辜负大公的期望。秦风摆了摆手，没有再跟席勒说话，而是看向了远处正在和风暴帝国交战的巨熊德鲁伊们。在泰兰德的指挥之下，巨熊德鲁伊不但破解了风暴帝国的反击，更是将风暴帝国的防线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在鼓舞和狂暴2个强大增幅技能的影响之下，巨熊德鲁伊的攻击能力提升了好几个档次。只见他们不断挥舞着巨大的熊掌，一个个风暴帝国的士兵便被他们拍成了肉饼。悦耳的提示音此起彼伏的在秦风耳边响起：叮咚，你的巨熊德鲁伊击杀了风暴帝国怒涛军团的士兵，你获得2点的国战点数，你获得 120W 点的经验值。叮咚，你的巨熊德鲁伊击杀了风暴帝国怒涛军团的士兵，你获得2点的国战点数，你获得 120W 点的经验值。叮咚，你的巨熊德鲁伊击杀了风暴帝国怒涛军团的士兵，你获得2点的国战点数，你获得 120W 点的经验值。叮咚，由于你的等级已达到了当前等级最大限度，你获得的经验值已存入额外经验值之中，完成转职任务，获得转职资格之后，经验值将自动发还。听着耳边的提示音，秦风不由得便想起了那遥远的泛美大区。由于转职任务的原因，想要继续晋升，秦风就需要前往泛美大区找到那失落的猩红祭坛。想要尽快升级，秦风就要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对神域大陆的统一，而后再整合全大陆的资源，疯狂的爆人口、爆装备，对整个神域世界开战。因为只有这样，秦风才能借助 NPC 的力量，提前让大区之间的国战降临。也只有在大区之间的国战降临之后，大区之间的壁障才会被清除掉，秦风才能够前往泛美大区寻找那一座失落的猩红祭坛，完成转职任务，晋升到猩红主宰的2阶状态。想到了这里，秦风便临时决定不再利用风暴帝国的军队练兵了。对于他现在的军队而言，怒涛军团在数量之上确实有着微小的优势，但在士兵的个人素质之上，秦风的战士确实能无情的将之吊打。这种丝毫不对等的战斗，虽然能够加快秦风军队的磨合速度，但性价比属实有点低，并不能完美满足秦风的需求。一念及此，秦风便调动起了精神力，联系上了远在几十公里之外的泰兰德，向对方发布了一条命令。随着一阵恐怖精神波动从钢铁要塞之处生发，泰兰德的意识之中响起了秦风的声音：立刻停止训练计划，发动总攻。遵命。泰兰德答应了一声，而后便发布了命令：巨熊战士们，训练计划终止，限制解除，从现在开始，此战之中重生十字章的触发将不再计入荣誉系统，你们的评分将不再受到死亡的制约，竭尽全力碾碎他们。听着脑海之中泰兰德的命令，巨熊德鲁伊们眼眸之中的血色顿时就变得更加浓郁了，攻击的动作也变得更加疯狂和悍不畏死。此前由于训练计划的约束，巨熊德鲁伊们并不能发挥出全部实力，因为一旦他们被敌人杀死，被动触发了重生十字章的效果，他们在军团之中的评分就会降低。对于这些巨熊德鲁伊而言，评分降低就意味着荣誉受损，他们不愿意。可现在却是不同了，训练计划提前结束了，对于他们的限制也被解除了。好！巨大的战吼之声响起，巨熊德鲁伊们不再规避伤害，硬是凭借着自己强大的身板，扛着敌人雨点般下落的攻击，悍不畏死地发起了冲锋。看到这一幕，城墙之上的枫叶帝国玩家和 NPC 们顿时就愣住了，他们不约而同地转动起了僵硬的脖子，看向了一旁的秦风。联想起此前那道扩散向远处的强大精神波动，再配合上这精神波动扩散而出之后巨熊德鲁伊们的反应，这些人瞬间便把那些巨熊德鲁伊和秦风的出现联系在了一起。我靠，
这些巨熊德鲁伊不会是天翼大佬找来的吧？很有可能啊，不知道你们感觉到刚才那股子精神波动没有？反正我是察觉到了。是啊，是啊，我也感觉到了。而且那股精神波动的发源地好像就是天翼大佬。如果是真的，这未免也太恐怖了吧！我刚才查看了一下这些巨熊德鲁伊德不是80级的存在啊，天翼大佬可真 TM 的牛逼啊！我他妈连嫉妒的勇气都没有。城墙之上，玩家们议论纷纷，但却没有一个人敢走到秦风的身前，跟秦风确认这件事儿。不过这样也好，秦风也省得跟这些人解释。在玩家们议论的时候，远处山林之中，泰兰德继续发号施令，宣告着总攻的开始。角鹰骑士营立刻升空，目标怒涛军团魔法师全力进攻。女猎手第一、第二、第三军团从2翼进攻目标，不计一切代价撕碎他们的阵型。小鹿营从正面发起进攻，配合巨熊德鲁伊正面压制敌人。一连发布4道命令之后，泰兰德收回了自己的精神力，转头看向了另外5个暗夜精灵族的英雄。主人已经下达了命令，他让我们放弃训练计划，全力歼灭敌军，我们应该动手了。众人点头，立刻迈开了步子，跟着小鹿就要参与到军团对战之中。恰在此时，泰兰德却拉住了走在最后的恶魔猎手尤迪安。尤迪安前辈，眼前的这些个敌人还不值得您出手，您是我们之中唯一一个实力达到神阶的人，您也是主人的秘密武器。为了不让您的实力过早的暴露，请您放弃这一次的行动，把这一切交给我们吧。尤迪安抬头看了一眼泰兰德，没有说话。片刻功夫过后，尤迪安点了点头，认同了泰兰德的提议。很快10几分钟的时间便过去了，风暴帝国军团也顶住了突然发狂的巨熊德鲁伊们的进攻。不得不说，怒涛军团的战力还是非常强的。巨熊德鲁伊的数量虽然不多，只有1000多只，但是其爆发出来的战斗能力却不是寻常军团可以比拟的。由于单兵素质上的巨大差距，单纯的人海战术根本不足以对巨熊德鲁伊造成死亡威胁。想要击败这些疯狂的熊战士，怒涛军团唯一能够做的便是利用军团战士之间的默契，利用强大的增幅阵法和训练了无数遍的配合机制，携手压制。不过，这也意味着怒涛军团之中一部分的士兵会用他们的生命作为推倒巨熊德鲁伊的砝码。风暴帝国万岁！怒涛军团军旗永远飘扬，为了帝国，为了军团的荣耀！怒涛军团的将士们怒吼着，他们强行按捺住了心里的恐惧，向巨熊德鲁伊发起了反冲锋。啪啪啪啪啪，一道道肉掌拍碎血肉躯体的声音在战场之中响起。巨熊德鲁伊将一个个扑向他们的风暴帝国战士打成了肉泥。可是向他们冲来的风暴帝国战士实在是太多了，就像是大海掀起浪潮之时被卷到天空之上的水花。渐渐的，便有巨熊德鲁伊受伤过于严重，倒在了地上，断绝了生机。看到自己的战果，风暴帝国的指挥官精神为之一振，他对全体将士们讲话：弟兄们，看啊，这些巨熊也不是不可以被战胜的，只要我们有必胜的信念，只要我们敢于去牺牲，我们就能够杀死他们。弟兄们，帝国考验我们忠诚的时刻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都将保存于帝国为我们修建的英灵殿之中，我们将会受到子子孙孙无穷无尽人的祭祀，我们将成为帝国的英雄，杀死他们！指挥官的话音落下，战场之上的风暴帝国士兵像是被打了鸡血一般，咆哮着附和了起来：杀死他们！杀死他们！杀死他们！巨大的声音形成了一道又一道声浪，奔涌着向前，让远处的钢铁要塞都为之震动了起来。看着倒在地上的巨熊德鲁伊，城墙之上的枫叶帝国众人和玩家们尽皆显露出了担忧的神色。他们一个二个带着担忧的眼神看向了秦风，期望从对方的脸上获得到一点点的信心，慰藉自己被震撼到的心灵。其中，钢铁要塞的镇守将军席勒更是大着胆子走到了秦风的身边，低声问了一句：公爵大人，这些巨熊战士是您的士兵吗？我们这次能赢吗？听到这话，秦风淡淡一笑，温声解释道：你们没必要替他们担心，我的这些巨熊可没有那么容易死去。秦风的话音刚一落下，战场之上那些倒下的巨熊便像是听到了他的话一般，扭动着脖子就从地上爬了起来。叮咚，你的巨熊战士触发了被动技能重生十字章，巨熊德鲁伊重生了，获得500%全属性提升，获得2阶狂暴效果。一道道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响起，战场之中一个个巨熊德鲁伊从地上爬了起来。得益于重生十字章的效果，巨熊德鲁伊身上的伤势迅速被修复。不仅如此，他们还因为重生十字章的触发获得了2阶狂暴效果。2阶狂暴效果能在1阶狂暴效果的基础之上再度提升50%。吼吼吼！一道道比之前还要狂暴的雄吼之声在战场之上响起。实力暴涨之后的熊战士们用比战死之前还要恐怖的伤害能力和攻击速度，疯狂地投入着眼前的敌人。看到这一幕，风暴帝国的指挥官直接就呆住了。他没有想到，眼前这上千个熊战士居然一个不差的都有着重生的能力。要知道，重生这种能力，即便是在神域世界之中，那些顶级的魔物身上也是非常的少见的。更为可怕的是，熊战士们的重生不但没有任何的负面效果，反而使他们的战斗能力提升了好几个档次。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这些巨熊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会把我们当成敌人？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会遇到这么恐怖的敌人？为了杀死他们一次，我已经损失了3万多名士兵了，再杀死他们一次，这是必须的代价。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风暴帝国指挥官牙关一咬，转过脑袋对着自己的亲卫军说道：你们也上，就算死绝了也要把这些巨熊给我灭杀掉。说这话的同时，风暴帝国的指挥官已经做好了重大损失的准备。3万条人命弄不死这些巨熊，那就再让5万条人命填上去，滴水穿石，磨杵成针。只要砸下去的人命够多，总是能把这些巨熊送走的。想到这里的时候，
指挥官的眼底重新闪现出了一抹淡淡的希望。可就在这希望之火刚刚燃起的时候，脚下的地面却传来了一阵让他心悸的震动。循着心头的感觉，朝着远处的地平线望去，风暴帝国指挥官怒涛军团先遣部队统帅道格、唐泰斯被震惊得无以复加。逐渐在远处的地平线之上，一个个骑着巨大黑豹的女骑士朝着他们所在的方向便冲了过来。这些女骑士进攻的方向正是他军阵的左翼。左翼部队警惕，有敌人来袭，列阵迎敌。也顾不得叫传讯兵发号施令了，道格、唐泰斯直接开口将命令传到了左翼部队的耳中。可这话刚一落下，道格、唐泰斯便察觉了一股同样的震动从大地的另一边传了过来。抬眼望去，道格、唐泰斯便看到了同样骑着巨大黑豹的女骑士，以同样恐怖的速度和气势朝着他们冲了过来。右翼部队警惕，有敌人来袭，列阵迎敌。道格、唐泰斯手忙脚乱地吼出了第二道命令。此时的他心中还存着侥幸，在他看来，只要能顶住这两波攻击，他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带着他的部队逃出升天的。可就在这时，前锋军所在的战场之上也发生了异动。只见一头头小鹿蹦蹦跳跳着，和那些巨熊汇聚在了一起。和此前看到的那些数量庞大的黑豹女骑士不同，这些小鹿的数量非常的少，仅仅也就比那些巨熊多那么一点点。可是道格、唐泰斯并没有因为这稀少的数量而放松对小鹿的警惕，因为他从这些小鹿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足以和巨熊战士相媲美的危险气息。列阵列阵，保持阵型！道格、唐泰斯狂吼着，借由着这种狂吼发泄着心中的恐惧。可是无论他怎么嘶吼，他都无法阻止小鹿的攻击。只见一道道能量自小鹿身上汇聚，而后便慢悠悠地发出撞向了他的士兵。这些绿色的能量看上去运行的极慢，走一段歇一段，像是个年老体衰需要人搀扶的老人。但是道格、唐泰斯确实知道，这其实是一种速度超过了动态视觉的表现。啪嗒啪嗒的声音在道格、唐泰斯的心底响起。虽然此时的他距离前线的距离非常遥远，但是异常的响动却是在他心中滋生。片刻功夫过后，前线战场之上，一个个士兵的动作顿时便停滞了下来。下一刻，一股极其诡异的能量在他们的身体之中滋生而出，将这些个士兵变成了一头头雪白的羔羊。而后，那一坨坨走一段歇一段的绿色能量才缓缓落到了这些士兵的身上。道格、唐泰斯的视野之中，看着面前这诡异到极点的画面，道格、唐泰斯绝望了。他根本不知道这种能量的作用机制，更想不到破解的办法。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一团团绿色能量从那些个蹦蹦跳跳的小鹿手中发出，如同死神挥动的镰刀一般，无情地飘向他的士兵，毫无半点办法。被变成羔羊之后，怒涛军团士兵不再能对巨熊战士们造成半点威胁。此消彼长之下，巨熊战士们收割的速度越来越快，只是瞬息之间，便有成百上千的怒涛军团士兵倒在了他们厚大的熊掌之下。于是乎，一场完全不对等的交锋便至此开始了。怒涛军团的防线像是遇到了炽烈阳光的冰雪一般开始消融，只不过被融化出来的不是晶莹剔透的雪水，而是猩红的血水。看到这一幕，道格、唐泰斯的心都在滴血啊！滚滚热泪无言地从他的眼眶之中滴落，打湿了他的衣襟，浸润了他起伏不定的胸膛。下一刻，一抹狠厉的神色从他的眼眸之中亮起。既然前锋军团的士兵已然无法拯救，与其让他们在那些小鹿诡异的能力之下变成一只只无法反抗的羔羊，然后被那些残暴的巨熊战士们拍成肉饼，还不如借助他们的肉体给予这些诡异的敌人最后一击。想到这里，道格、唐泰斯直接命令怒涛军团的所有法师开启无差别禁咒打击。第一、第二、第7魔导部队，集合你们的所有力量，开启禁咒打击目标区域 C456346-327，不计一切代价摧毁敌人。作为风暴帝国顶级军团怒涛军团的先遣部队，道格、唐泰斯所率领的先遣军虽然没有那种能够单独释放禁咒的神阶法师，但是在全部魔导部队的合力之下，他们也是拥有着能够释放禁咒的力量的。只不过这种禁咒的释放代价极其重大，不但会抽空所有魔法师的魔力，还会大大削减这些魔法师的生命力。放在平常时期，道格、唐泰斯说什么也不会动用这种能力，可此时却是不同了。如果放任那些小鹿和巨熊继续虐杀下去，整个先遣军团说不定就会被他们蚕食殆尽。与其在憋屈之中慢慢被人生吞活剥而死，还不如拼死一搏，和敌人同归于尽。道格、唐泰斯的命令刚一发出，怒涛军团先遣队的魔导部队便响应了起来。很显然，他们也做好了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准备。这些魔法师疯狂地释放着自己的魔力，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一道道狂暴的元素能量汇聚而来。可就在这些元素能量即将完成汇聚，就在这禁咒的法阵即将在战场之上完成刻画之时，一道道无比刺耳的阴啼之声却是在他们的头顶之上响了起来。下一刻，锐利的雨箭像是雨点一般砸向了他们。这些雨箭穿透了他们的头颅，打断了他们的施法，将他们死死地钉在了地上。秦风的脚鹰部队到场了，看着自己那些被死死钉在地上的士兵，道格、唐泰斯的心都在滴血。不过他心疼的并不是自己的士兵，让他如此痛心的是，因为这些脚鹰骑士的出现，他将不再能与敌人同归于尽。心中的仇恨给了他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勇气，但他的仇恨却没有给他与之相匹配的能力。道格、唐泰斯无能吼叫着，他挥动着双手，骂骂咧咧地冲着天空之上摸都摸不着的脚鹰骑士大声怒骂了起来：“你们就是一群废物，有什么冲着我来啊？就知道挑软柿子捏吗？有本事你下来跟我单挑啊！你们全部一起上也不是不行。”长期身处高位，让道格、唐泰斯忘记了语言的犀利，他只能用小孩子般的口吻挑衅着天空之上的脚鹰骑士。然而，这一切注定只能是徒劳。且不说这些脚鹰骑士冰冷的如同只知道执行任务的机器，
即便他们是最为普通的士兵，也不会因为道格、唐泰斯的几句污蔑而改变既定战略。羽箭刷刷刷的落下，毫无半点的怜悯之心。在这等狂暴的攻击之下，怒涛军团的魔法师们一个个倒了下去。没有了这些魔法师的支撑，那副即将汇聚而成的法阵也在顷刻之间崩解成了虚无。汇聚而来的狂暴的元素能量，也因为没有足够的人去引导，直接在这些法师的头顶之上炸开了，形成了一个恐怖至极的元素潮汐，将连同这些法师在内的数万名怒涛军团士兵炸飞了起来。咔吧一声，道格、唐泰斯直接将自己的牙齿给咬碎了，猩红的血液从他唇边流出，像是冬夜里凋零腐败的枯树叶一般，缓慢而又不可能更改的落向地面，就像是那等待着他们的那已经被注定了的结局。在恐怖的元素潮汐爆发的那一瞬间，角鹰骑士凭借着自身强大的机动能力，迅速离开了战场，规避了这一波冲击力。待到元素潮汐平息之后，这些角鹰骑士又飞回到了既定的攻击轨道之上。他们毫无任何感情的张弓搭箭，将一根根锋利的羽箭射向敌人的军阵，根本就没有去管躺在地上的那些魔法师是死是活，只是无比单纯着按照任务的指示，将这些或是尸体或是活口的魔法师死死地钉在地上。叮咚，你的角鹰骑士击杀了怒涛军团的魔法师，你获得3点国战点数，你获得150万点经验值。叮咚，你的角鹰骑士击杀了怒涛军团的魔法师，你获得3点国战点数，你获得150万点经验值。叮咚，你的角鹰骑士击杀了怒涛军团的魔法师，你获得3点国战点数，你获得150万点经验值。叮咚，你右双弱卓达成了鞭尸成就，你获得50金币。一连串的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响起，宣告着怒涛军团的魔导部队走向终结。与此同时，负责进攻2翼的女猎手军团也就位了。在他们发起进攻的前一刻，已然赶到战场的英雄们直接开启了技能。叮咚，泰兰德开启了强击光环，女猎手军团获得攻击力加成，提升为 30%。叮咚，萨勒芬妮开启了经济光环，女猎手军团获得反伤 buff， 反伤效果为 25%。叮咚，大家开启了和风守护，女猎手军团获得护盾，护盾值为 5000W， 持续5分钟。一阵机械提示音响起，每一个女猎手的身上都多出了2个 buff 以及一个厚达5000万的护盾。上完 buff 和护盾之后，泰兰德等人脸上顿时渗出了点点的冷汗。一次性给这么多女猎手上 buff， 对于他们而言也有着不小的压力。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在他们的加持之下，2支女猎手军团像是2把烧红了的利刃，瞬间就切开了怒涛军团的防线，变成了2只锥子，直接将怒涛军团扎了一个通透。哒哒哒的黑豹踏地的声音响起，2支女猎手军团相错而过，冲出了怒涛军团的阵型，交换了发动冲锋之时的位置。此时，从钢铁要塞的城墙之上往下方看去，便能看到2条宽度达到30多米长的巨大空洞，像是被烙铁烙印在了人体肌肤之上的印记，刻印在了怒涛军团的军阵之中。看到这一幕，城墙之上的 NPC 以及玩家被震惊得喘不过气来。这些黑豹骑士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居然能够如此轻松的就破开了怒涛军团的防御，这就是天翼大佬的军队吗？居然如此的勇猛！我原先以为巨熊战士的战力已经非常强悍了，看了这些女猎手的冲锋之后，我才明白了一个道理。啥道理啊？兄弟你快说。数量和质量都是不可或缺的。就这？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金玉良言呢，结果就屁话，天翼大佬牛逼，太恐怖了吧！我要是有这样一支军队，我他妈不得当皇帝啊！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天翼大佬的小迷弟，我好想让天翼大佬收下我，但我不敢跟他说话。兄弟们有没有办法？你以为就你想？你以为就你不敢？人和人的差距太大了，所以我选择躺平。天翼大佬，你大腿上还缺挂件吗？玩家们叽叽喳喳地絮叨着。此时此刻，他们的心中不再有羡慕、嫉妒、恨之类的情绪，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畏惧或崇拜。俗话说，距离产生美。相同的道理，巨大的鸿沟也能抹平一切。我上我也行的想法，将之转化成无言的畏惧或不可遏制的崇拜。与这些吹牛打屁不着调的玩家不同，席勒的心中生出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即便背叛了枫叶帝国，也不能和天翼为敌。北京大公这军队怕是早就超过了公爵所能拥有的上限了吧？难道他想要造反？不，席勒，你的这个想法非常的危险，不能再继续想下去。不要再想了，你什么都不知道。造反就造反吧，反正枫叶帝国不是我的，就算天翼大公真的想当皇帝，他不还得需要有人替他管理国家吗？就当看不见，就当不知道，反正不能与天翼大公为敌。一阵自我催眠过后，席勒彻底放弃了作为军人的荣耀，选择了忽略秦风拥有着超过公爵规模军队的事实。他的这个决定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当然，这说的并非是秦风想要造反，席勒能趁着这个决定平步青云，而是枫叶帝国的皇帝早在秦风大军开拔之前，早在那个传讯士兵回到皇宫之时，便知道了秦风这践踏了帝国法度的军队规模。一旦席勒自作主张向陈胜举报秦风践踏帝国法度，这个老皇帝就会抢在秦风有所动作之前，先把席勒给宰了，向秦风表达出自己对其的完全信任。从完成谈判的那一刻起，陈胜便赌上了帝国的一切，压住秦风并不会觊觎他陈家的皇权。对于陈胜来说，秦风的军队数量越多，他可能从秦风身上获取到的利益也就越大。至于这其中潜藏着的危险，陈胜也只能无可奈何地选择忽略。察觉到席勒内心的起伏不定，秦风淡淡一笑，并未急于理会。他居然敢挑起争端，敢代表枫叶帝国向风暴帝国宣战，敢让自己的军队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就不怕有人对他说三道四？嘴巴再厉害又能怎么样？能扛得住几下巨熊德鲁伊的巴掌，还是能扛得住几件角鹰骑士的射击？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阴谋诡计、暗潮涌动都是鸡零狗碎的小玩意儿。收回了居高临下如同看戏一般的注意力，
秦风重新将眼神的焦点汇聚在了面前的战场之中。此时两支女猎手军团已经完成了阵型的调整，他们再度催促起了坐下的黑豹，发起了第二次的冲锋。哒哒哒的脚步之声响起，女猎手军团的移动速度越来越快，最后竟变成了2条模糊的黑色长条带子。只不过这带子的顶端并非是人畜无害的方形，而是一个无比锐利能夺人性命的三角。裂帛之声在观战众人的心房之中响起，这声音他们虽然没有亲耳听到，但这种意会之中的震撼却要比真实的听闻更加令人心神激荡。战场之中，女猎手军团沉默地行进着，手中的月刃上下翻飞，女猎手彻底放弃了月刃的远程能力，将之用作了近战。嘘嘘嘘嘘嘘，一道道赤红的伤害数值条从怒涛军团士兵们的头上爆了出来。113.4W， 115.6W， 112.9W。黑色的洪流在怒涛军团的阵型之中划过，一个个士兵身体僵硬地砸到了地面之上，变成了一具具不能动弹的尸体。看到这一幕，道格、唐泰斯的精神彻底崩溃了。此时，军阵的正前方挡着的是强大的巨熊德鲁伊以及诡异至极的小鹿，而在他们的两侧还有着2支沉默的如同钢铁洪流的军队。上千头角鹰骑士则是在他们的头顶之上，一刻不停地倾泻着箭雨，而在他们的身后矗立着的则是一座雄伟的仿佛不能逾越的钢铁城池。道格、唐泰斯知道，他的生命，他的军团将在今日这天画上一个句号。绝望之下，道格、唐泰斯直接抽出了腰间的佩刀，加入到了战场之中。人皆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此刻道格、唐泰斯深知自己不可能重于泰山了，但他也不想自己的生命像是那腐败的枯叶一样凋落成泥。他想用自己最后的生命力换回哪怕是一点点作为军人的荣耀，他想要光荣的死在这战场之上。可是还未等他冲出去几步，一把漆黑如墨的匕首便如复古之驹一般攀附上了他的脖子。噗的一声，卡莎手中的利刃轻而易举地划开了道格、唐泰斯的喉咙。8789W， 一道赤红的暴击数值条闪烁而过，道格、唐泰斯错愕的伸手想捂住自己喉咙上那不断喷涌出鲜血的伤口，但是生命力快速丧失的他却是没有足够的气力做到这一点。他带着满满的遗憾跌向了大地，只听得通的一声，他的双膝与脚下染血的地面来了一次无比结实的亲密接触。看着面前的尸体，卡莎面无表情的在意识空间之中向泰兰德发起通讯：我已完成斩首任务，下一步该做什么？没什么了，剩下的你自己看着办就行。听着泰兰德的话，卡莎淡淡点头，而后便化作了一道阴影，收割人头去了。与此同时，秦风的脑海之中也响起了一道道系统提示音：叮咚，你招募的英雄卡莎击杀了风暴帝国怒涛军团先遣军团指挥官道格、唐泰斯，你获得2万点国战点数，你获得1点经验值。叮咚，你招募的英雄卡莎击杀了风暴帝国怒涛军团先遣军团指挥官道格、唐泰斯，你达成了国战成就，手杀敌军高级军官，特奖励1亿金币，特奖励1点幸运点。听到这2声提示音，秦风别提有多开心了。在今日之前，想要搞到成就都需要他自己动手，无论对方是战力为5的菜鸡，还是战力稍微强一点的菜鸡，都需要他挥动斩龙之刃，一刀一刀的磨灭对方的生命力。但在有了自己的军队之后就不同了，不仅能够帮助秦风获得海量的经验值，还能帮助秦风刷成就，这种至高享受简直太他妈爽快了。心情愉悦之下，秦风联系了泰兰德，让对方加快了进攻的节奏，准备给这些怒涛军团的士兵一个痛快。得到秦风的命令之后，泰兰德便将自己的精神力推动到了极致，竭尽所能地洞察着战场之上发生的每一处变化，寻找着每一个薄弱的点，调动军队进行定点爆破。很快，在泰兰德精细的操作之下，偌大的怒涛军团便在女猎手军团的切割之下，变成了一块又一块的小团队。完成分割之后，泰兰德便加快了蚕食这些残存军人的节奏。叮咚，你的士兵击杀了怒涛军团的士兵，你获得2点国战点数，你获得120万点经验值。叮咚，你的士兵击杀了怒涛军团的士兵，你获得2点国战点数，你获得120万点经验值。叮咚，你的士兵击杀了怒涛军团的士兵，你获得2点国战点数，你获得120万点经验值。悦耳的提示音此起彼伏的在秦风的耳畔响起，几分钟的时间如同白驹过隙。再度凝视战场之时，出现在秦风面前的便是躺了一地的怒涛军团士兵的尸体。叮咚，你毁灭了怒涛军团的先遣部队，你开启了国战挑战任务。怒涛军团的覆灭，鉴于你拥有的国战指挥官身份，你可以藉由国战指挥官身份发布国战任务。任何接受了你发布任务的单位毁灭了怒涛军，都视作为你自己完成了任务。叮咚，你毁灭了怒涛军团的先遣部队，你化解了钢铁要塞的危机，你在枫叶帝国的声望值提升1万点，枫叶帝国的 NPC 对你的好感度提升100点，当前关系极度仰慕。枫叶帝国军人对你的好感度提升300点，当前关系极度仰慕+3。听着最后响起的2道提示音，秦风颇有兴味地点开了任务面板，查看起了国战挑战任务。国战挑战任务：毁灭怒涛军团，等级 SSS。任务介绍：作为风暴帝国最为强大的军团之一，怒涛军团拥有着远超过其他军团的作战能力。只要毁灭了这支军团，就能够对风暴帝国造成极其重大的打击。如今，你已经消灭了怒涛军团的先遣部队，毁灭掉了这支军团将近1/5的力量。请延续你的光荣伟业，将这支军团送入历史的尘埃之中。任务目标：1. 毁灭嗜血军团。2. 12天。任务成功奖励：1. 50亿金币。2. 800亿经验值。3. 怒涛战甲设计图纸。3. 不败军旗设计图纸。不败军旗能够为军队之中的每一个单位提供增益 buff。任务失败惩罚：枫叶帝国威望下降100%。任务限制：无。
介绍：怒涛军团正在向钢铁要塞靠近，碾碎他们。看完了任务介绍之后，秦风对于这任务的奖励充满了极大的兴趣。别的不说，单单就是任务之中的那个怒涛战甲设计图纸，就已然是非常丰厚的奖励了。回忆着在面对巨熊德鲁伊进攻之时，怒涛军团士兵们身上那不断亮起的魔法回路，秦风心头就升起了无穷无尽对于这怒涛战甲的贪念。一旦让他获取到了这怒涛战甲，秦风就可以凭借他那强大的生产和研发能力，制造并优化出更为强大的战甲，为自己的女猎手军团装备上。到那时候，女猎手军团的作战能力将会再提升一个大档次。想到了这里，秦风直接打开了国战任务编辑面板，开始编写任务。他准备把自己的挑战任务设置成国战任务，让枫叶帝国的 NPC 和玩家替他打黑工。毕竟他现在可是国战指挥官，只要有人接受了任务并将之完成，他就能完成这个国战挑战任务。很快，秦风便完成了国战任务的编写。他首先将这个任务发送给了玩家。国战任务：毁灭怒涛军团，任务等级 SSS。任务内容：协助枫叶帝国大军剿灭怒涛军团。任务奖励：被击杀一个怒涛军团士兵，额外获得1点的国战点数。任务失败惩罚：扣除100点国战点数。而后又叫来了席勒，把设定好的国战任务告诉了对方，让其通知给全枫叶帝国的军队。听完秦风的讲述，将秦风所说的话全部记下之后，席勒便无比恭敬地回到了要塞之中的通讯处中，将秦风制定的方略发到了全国的军队之中。得到席勒传来的讯息，并知晓了秦风毁灭了怒涛军团的先遣部队之后，整个枫叶帝国所有的军团指挥官们顿时就变得无比激动。他们一个个拍着胸脯保证，必定在3日之内赶赴钢铁要塞，同赶来的各路大军一起完成国战指挥官交给他们光荣的任务。当然，这并非是这些人受到了来自荣誉的感召，而是他们从秦风那恐怖的战绩之中嗅到了庞大的利益。在他们看来，只要跟着秦风按步推进，他们就能够在分食风暴帝国的这场饕餮盛宴之中拿到一份不菲的餐食。同情绪激动的枫叶帝国各大将领一样，查看到这个任务的枫叶帝国玩家们也是激动的一笔。他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一边在世界频道里替秦风唱赞歌，一边冲着风暴帝国的玩家炫耀：天翼大佬牛逼，天翼大佬万岁，我给大佬立牌位。我就说跟着天翼大佬有肉吃，你看这不就来了吗？每杀一个士兵就能额外获得1点的国战点数，这他妈是什么？这他妈就是恩赐呀！哈哈，我刚才在城防战之中捡了好几十个人头，我对自己的捡人头技术有着充分的信心，我感觉国战奖励在向我招手。聚沙成塔，滴水穿石，我感觉我要发达了呀！风暴帝国的小崽子们准备好了吗？爷爷的大刀已经饥渴难耐了。傻了吧？没想到天翼大佬这样牛逼吧？我让你们当初不加入枫叶帝国，后悔了吧？世界频道里，枫叶帝国一众玩家们开始疯狂阴阳怪气，把风暴帝国玩家的心态搞得稀烂。嘚瑟个什么？你们不就靠天翼大佬吗？没有天翼大佬，你还是个傻。哈哈，你说的没错，我确实什么都不是。但是你没听过一句话吗？选择大于努力。当初我选择加入枫叶帝国，就注定了我能抱上天翼大佬的大腿。嘿嘿，你气不气？我是风暴帝国的，我心态崩了呀。我当初是真 TM 的眼瞎，居然选了个风暴帝国。楼上的兄弟别灰心啊，等天翼大佬灭了你们风暴帝国，你们就可以重新选择国家了。到时候眼罩子可得放亮点哟，记得选我们枫叶帝国哟。等着吧，再苦一阵子，好日子就能到了。枫叶帝国大家庭欢迎你们。世界里玩家们疯狂吹牛打屁，看着不断翻滚的聊天界面，秦风淡淡一笑，指挥着士兵们开始收捡战利品。几分钟过后，秦风的士兵便将战场打扫了个一干二净。一道道提示音在秦风耳边响起，预示着此战的巨大收获。叮咚，你获得怒涛战甲 X15454套。叮咚，你获得怒涛军团制式战刀 X45789。叮咚，你获得怒涛军团制式法杖 X7569。叮咚，你获得怒涛军团制式巨盾 X5658。叮咚，你获得怒涛军团制式长枪 X45648。叮咚，你获得史诗级战争武器魔导大炮 X2789门。叮咚，你获得魔导大炮专用能量金块 X40867。看着自己收缴来的战利品，秦风将怒涛战甲分发了下去，装备给了那些个女猎手。其他的那些武器，秦风则是准备拿回去分解成材料，能用的材料就留下，不能用的材料就卖出去，换成金币。在这次的战利品之中，最得秦风心意的就是那2700多门魔导大炮，以及那4万多个魔导大炮专用的能量金块。想到这里，秦风直接点开了魔导大炮的信息查看了起来。魔导大炮，史诗级，类型战争武器，等级70级，等阶史诗阶，攻击力1000W，攻击能量屏障类目标之时，伤害提升50%。消耗每催动一次，消耗1块魔导大炮专用能量金块。耐久5491000。看完了魔导大炮的信息之后，秦风感觉着风暴帝国生产的魔导大炮还不错，每发动一次魔导大炮，只需要消耗掉1块魔导大炮专用能量金块。此时秦风一共有4万多个能量金块，即便之后没有拿到能量金块，他也可以发动4万次魔导大炮的轰击，足够攻破风暴帝国大多数城市的防御了。想到了这里之后，秦风先是对席勒等人布置了任务，让他们在要塞里候着，等到大军赶来了之后再去找怒涛军团的麻烦。而后秦风便带着自己的军队朝着200多公里之外的风暴帝国要塞城而去。染血的荒原之上，秦风的战士们沉默地行进着，不一会儿的功夫便到达了风暴帝国要塞城所在的位置。看着面前高大的城墙，秦风直接就让泰兰德拉出了那些个刚刚被缴获的魔导大炮，准备来一场原汤化原石，用风暴帝国自己生产的战争武器摧毁风暴帝国自己的城池。想要催动魔导大炮，需要有等级在70级以上的单位来操作。
秦风的实力虽然强大的一笔，但是论其等级，他却是达不到魔导大炮的需求的。不过秦风用不了，并不代表着秦风手下的那些士兵们用不了。要知道，他的那些个士兵，即便是等级最低的，也有70级，想用一个魔导大炮，简直不要太轻松。轰轰轰轰轰轰！巨大的轰鸣之声在秦风的耳畔响起，一颗颗魔导炮弹朝着风暴帝国要塞城的防御屏障就打了过去。1500W，1500W，1500W，一轮炮轰，两轮炮轰，三轮炮轰之后，要塞城的能量防护屏障瞬间就破碎成了一地的碎片。城头之上，枫叶帝国的守军们绝望地看着脚下那被震碎了的能量传导法阵，眼神之中满是浓郁到无法驱散的恐惧。这些怪物到底是哪里来的啊？他们为什么会有我们的魔导大炮？怒涛军团呢？他们的先遣部队不是就在这附近吗？他们为什么不来救我们？听着耳畔的议论之声，要塞城的守卫将军脸色难看之极。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了力气去训斥那些个被吓破了胆子的士兵。从城下的那些个魔导大炮之上，他认出了这些魔导大炮就是被怒涛军团先遣部队所带走在的那一批。此时，这些魔导大炮既然出现在了这里，那就意味着怒涛军团的先遣部队有很大的概率已经没了，而他们这些人也会步怒涛军团的后尘，成为那些巨熊战士手下的亡魂。果然，秦风的士兵并没有让这个守城将军失望，只是10几分钟的功夫，便将整个城市的士兵屠戮了个一干二净。叮咚，你的巨熊德鲁伊杀死了风暴帝国士兵，你获得1点国战点数，你获得100W 经验值。叮咚，你的女猎手杀死了风暴帝国的士兵，你获得1点的国战点数，你获得100W 的经验值。叮咚，你的角鹰骑士杀死了风暴帝国的士兵，你获得1点的过战点数，你获得100W 的经验值。一连串的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响起，秦风心情美好的一笔，直接就跳上了城头，来到了要塞城守将的面前。说吧，城池之心在哪里？只要你说出来，我保证你可以好死。但你要是不说，我不仅会把你千刀万剐，还会找到你的家人，让他们和你一路作伴。秦风开门见山，直接将自己的目的说了出来。看着眼前这个面色温柔、语气平和，但话中含义却恐怖的骇人听闻的男人，要塞城的守将俩都绿了。他的直觉告诉他，眼前的男人说的这些话并非是吓唬他的，只要他敢说出半个不字，眼前这个因为凶恶到了极点，反而显得有些温柔的男人，就真的会让他的家人同他一起魂归黑渊。想到这里，要塞城守将心中最后一线防线也崩溃了。他坦白了，城池之心就在城主府的地下室之中，这是进入地下室的密钥。说话间，男人伸手从储物装备之中掏出了一个钥匙，递给了秦风。接过钥匙之后，秦风不再和这个男人说一句话，转过身子就往城主府所在的位置走了过去。而在他的身后，盖伦手起刀落，直接就将这个城池守将砍成了两半。叮咚，你招募的英雄击杀了风暴帝国的003号要塞城的守将，你获得了20点国战点数，你获得200W 经验值。提示音响起的同时，一连串的脚步声也在秦风的耳边响起来了。他的那些个士兵非常自觉的就开始为秦风搜集地上散落着的战利品。秦风淡然一笑，继续朝着城主府的位置迈步。很快，秦风就走到了城主府，循着城主府内的通道一路向下。片刻功夫过后，秦风就来到了那间放着城池之心的地下室前，掏出钥匙往地下室的门锁眼里一捅，随着嘎巴一声轻响，这地下室的大门就打开了。门开的那一瞬间，秦风就看到了那颗城池之心。也不浪费时间，秦风直接发动了斩龙闪，闪烁到了这颗城池之心的面前。下一刻，秦风直接就将这颗城池之心给拿到了手中，并将自己的力量导入到了其中。叮咚，检测到你已经拿到了风暴帝国003号要塞城城池之心，并导入了自己的力量。15天后，你将成为这颗城池之心的主人。你也可以消耗1000W 金币进行强行占领。是否消耗1000万金币强行占领？提示：占领了城池之心过后，你将成为这座城池的主人，拥有操纵、修改、摧毁003号要塞城城池法阵的能力。听到这两声提示，秦风毫不犹豫，直接就支付了1000万金币，强行占据了这颗城池之心。制定国战政策之时，秦风从玩家手中薅到了将近1000亿的资金，只要不爆兵，他就是超级富翁。区1000万金币，对于他来说，连个小目标都算不上。叮咚，你消耗了1000万金币，强行占领了风暴帝国003号要塞城的城池之心，城池之心绑定中，绑定成功。叮咚，请为你占领的要塞城命名001号前进基地。秦风非常随意的取了一个名字，而后便打开了001号前进基地的面板，查看了起来。枫叶帝国001号前进基地，城池等级高级，城池类型要塞城，管辖范围10W 平方公里，领地居民15645W 人，士兵数量0，最高权限归属天意，次级权限归属无。在秦风查看了001号前进基地的信息之时，一道道世界公告出现在了每一个玩家的耳中。世界公告：检测到华夏大区玩家天意在枫叶帝国与风暴帝国的国战之中，成功夺取了一座城池，并占据了该城池的城池之心，达成了攻城略地成就。特奖励：主城升级卷轴2阶，特奖励金币20亿，特奖励传说街制式战甲1万套，特奖励永久性领地 buff 2级加速，可叠加。希望全体神域玩家向天意学习，做大做强，创造辉煌。世界公告：检测到枫叶帝国玩家天意在枫叶帝国与风暴帝国的国战之中，成功夺取了一座城池，枫叶帝国国运+1，所有枫叶帝国玩家经验值获取速度正20%。希望所有玩家向枫叶帝国玩家学习，做大做强，创造辉煌。世界公告：检测到风暴帝国玩家在这一次的国战之中消极怠工，不积极参与国战，特予以警告，现所有风暴帝国的玩家在12小时之内参与到国战之中。
逾期不参加者，每秒钟损失10金币，持续到国家结束或参加到国战之中为止。世界公告响起之后，世界频道之中就炸了。我靠！天翼大佬这才出去多久啊？居然就攻下了风暴帝国的要塞城，太他妈的强了啊！天翼大佬牛逼！我感觉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追得上天翼大佬的车尾气了。不过咱比上不足，比风暴帝国的玩家还是绰绰有余的。哈哈哈！老哥这话说的妙啊！天翼大佬攻下这城池之后，我们居然也获得了20%的经验值提升 buff， 这大腿抱的简直舒服死了。学得好不如生得好，打得好不如躺得好，人生至理啊！哎，好羡慕有些人，他们可以一步一步的慢慢升级，不像我，靠着天翼大佬就能拿到经验值 buff， 还不只有一个，好气哦！楼上的兄弟，会说话你就出本书。兄弟，你的笔名叫什么？新华书店里要是没有你的书，我就把店烧了。世界频道里，枫叶帝国的玩家们尽情地抒发着自己人上人的感觉有多么的好，看着风暴帝国的玩家直咬牙。枫叶帝国的，你们能不能做个人？是啊，我们这些风暴帝国的玩家已经非常的惨了，你们还说话的气我们，你们到底还有没有良心？你手可发抖，你的良心可在痛。我哭了呀！经验 buff 轮不到我就认了，这鬼游戏还逼我去参战，就我这笔实力，我他妈够被天翼大佬砍吗？本来还想着苟下去，苟到国战结束就去投靠枫叶帝国，没想到啊，老天爷，这游戏居然对我如此的残忍！兄弟别哭，站起来喽！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悲伤的气氛在世界频道里蔓延，风暴帝国的玩家唏嘘着自己未来的黑暗，全场进入了网易云时间。可就在这时，一道极其不和谐的声音却是出现在了世界频道之上，彻底将这股子悲伤情绪掀了个底儿朝天。得了吧你们，别做梦了，就你们那死出，还想死在天翼大佬的手里，简直就是在做梦。人家天翼大佬现在有事没事宰杀的都是神阶之上的生物了，就你们那三脚猫都不如的实力，配天翼大佬出手？别说天翼大佬本人了，就是大佬麾下的那些个士兵，杀你们都是杀鸡用牛刀。我劝你们还是少做梦，多洗脖子，等着我们来砍你们的脑袋吧。长文发完，风暴帝国的玩家们心态顿时就崩了。如果说之前他们仅仅只是绝望的话，此时的他们更是感受了自身的卑微。在这股子卑微的影响之下，他们逐渐丧失了话语权，弹幕再度被风暴帝国那些嚣张至极的玩家们占据。老哥，不带你这样的呀，太残忍了吧，虾仁诛心啊！我喜欢，多来点，多来点，我要在风暴帝国老铁的身上找找存在感，再接再厉，不要放弃。所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这老哥是个战略大师。在枫叶帝国玩家们疯狂的炫耀之下，风暴帝国的玩家形态一崩再崩，直至最后都进入到了贤者时间之中，对外界的刺激没有了任何的感觉。失去了风暴帝国玩家这个天然的敌手之后，枫叶帝国的玩家有些高处不胜寒，有些无敌是多么的寂寞。不过没过几分钟的功夫，他们便找到了新的目标，他们将矛头对准了那些没有参与到这次国战之中的其他几个国家的玩家。由于他们炫耀的模样实在是太欠揍了，此处按下不表。查看完了001号前进基地的基本信息之后，秦风直接就点开了这座要塞城的2级界面，查看起了其中的建筑物。30级符文城墙可升级，30级哨塔可升级，30级治疗所可升级，30级演武场可升级，30级导能法阵可升级。看完了这些建筑之后，秦风说不传都是假的。风暴帝国不愧是能在神域大陆之中存续上千年的大帝国，从这一个小小的要塞城就能看出其底蕴之深。我花了那么多的钱，才把我领地里少部分建筑升级到了20级，这些风暴帝国的居然把这些垃圾建筑升级到了30级，这特么的得花多少钱啊！一边感叹着，秦风一边思考着如何拆家能够在最大限度之上保存建筑材料。思考了一会儿之后，秦风也没想到什么法子，索性就叫来了一个脚鹰骑士，让他回了一趟钢铁要塞，把席勒带过来。几分钟之后，席勒便出现在了秦风的面前。看到席勒的那一刻，秦风直接开门见山，将自己的目的告诉了席勒。我准备将这座要塞城拆了，城墙呢你们可以保留，但其中的导能回路你必须给我完好的拆除出来。拆了。席勒神色一变，此时的他虽然是刚到，但是也猜到了这座要塞的城池之心应该是被秦风给掌握到了手中的。按照过往的惯例而言，一个将领拿到帝国城池的城池之心过后，是要将城池的最高权限上交给国家，上交给皇帝的。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敢拿着权限不上交，更没有一个人敢在拿到权限之后就要拆城。不过这份震惊并没有在席勒的心中持续太长的时间。他想起了秦风那僭越帝国法度的军队，想起了秦风那淡漠了世间万物，只关心自身收益的眼神。好的，公爵大人，属下这就按照您说的去办，立刻就找专业人员把这事给您办了。席勒非常果断的就答应下了秦风的要求，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事儿到底合不合规矩，会不会被朝廷之中那些碎嘴的文官指指点点。此时的席勒心中就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替秦风把事给办妥帖了。其他什么皇帝啊、大臣啊、鸡零狗碎的职责呀，身为军人对国家的义务啊，全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他有一种预感，只要他抱紧了秦风的大腿，他兴许就能够成为全神域大陆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种。看着听话的席勒，秦风满意的点了点头，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利益代理人。此时的秦风虽然拐骗了一个海瑟薇到他的领地之中去给他当后勤总管，但是在整个大陆的纵横捭阖之中，秦风却是缺少着一个利益代理人的。毕竟咱们的秦老爷可是日理万机的人物，不可能什么事儿都亲力亲为。想到这里之后，秦风走到了席勒的身边，轻轻拍了拍对方的肩膀，赞了一句：“你很不错，是个人才。”表扬了一句之后，秦风便画起了大饼：“好好工作，我觉得你的肩膀还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待。”了解。
听到这话，席勒眉眼之间顿时就出现了一股子难言的喜悦。他小鸡啄米似的点头，高声道：“谢大公提携，席勒愿为您牵马坠灯，赴汤蹈火，也莫敢推辞。”你是好样的。拆完了之后，记得把材料运到我的领地之中去。遵命。席勒应答了一声，而后便退出了这地下室，徒步回钢铁要塞去了。他自己有几斤几两，他清楚得很，非常识趣的没有让角鹰骑士送他。席勒走后，秦风便吩咐起了士兵，开始搜刮这座城市里所有能带走的物资。在士兵们动身的那一刻，秦风也朝着基地的军需物资储藏仓库走去了。在成为这座基地的最高权限拥有者之后，秦风便掌握到了这座城市的所有信息。他非常轻松的便走到了军需物资储藏仓库的大门之前。抵达此处之时，一道提示音便在秦风的耳朵边上响了起来：“叮咚，检测到你已经到达了001号前进基地的军需物资储藏仓库。由于你是这座要塞城的最高权限拥有者，你无需花费任何代价便能开启此仓库，是否立刻开启？”听到这声提示音，秦风顿时就觉得有些乏味。在此之前，每次开启军需物资储藏处，对于秦风而言都是一种很好的体验，因为在彻底打开储藏处之前，秦风都不可能知道里面蕴藏着什么，更不会知道这一次的抽奖到底会不会亏。但此刻确实不同了，抽奖不要钱了，连区500万都不要了，这就让秦风失去了期待，失去了好多兴趣。哎，好无奈啊，想抽个奖都没机会。嗟叹一句之后，秦风直接就打开了这座军需物资储藏仓库。下一刻，一连串的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响起，宣告着秦风距离建造浮空堡垒又近了一步。叮咚，你获得神级材料纳什尔金属10万克。叮咚，你获得了史诗阶材料克洛卡多金属 X1800000 千克。叮咚，你获得了史诗阶材料 ASCG 导能材料 X1700000 克。叮咚，你获得了传说阶套装装备暴风帝国制式战甲 X125445套。叮咚，你获得了能源金块 X1545685块。叮咚，你获得金币1542W。一连串的提示音过后，秦风的腰包又鼓了几分。此时，搜集战利品的士兵们也回来了，他们把搜集来的战利品装到了几个袋子里，交到了秦风的手中。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收获，秦风便带着部队继续向前推进了。早在开战之前，秦风就做好了战斗的规划。他首先要拿下的就是风暴帝国的经济重心，也就是处于风暴帝国腹地的洛萨行省。不过，秦风并不准备直接乘坐曲速飞舟前往洛萨行省，他准备沿路一直杀过去，将所有能搜刮到的物资全部都带走，一点都不留。毕竟，秦风还有一个浮空堡垒要建设，要花的钱可谓是天文数字。在这等需求之前，即便是蚊子腿那么大小的肉，秦风都不准备放过。想到了这里之后，秦风便带着军队朝着要塞城不远处的一座边境城市而去了。为了维持要塞城的运行，风暴帝国好些个贵族在距离要塞城几千公里远的一处平原之上建立起了一座边境城市。这个城市里有来自各个国家的商人，汇聚了大量的物资。对于秦风来说，这座城市是个不得不吃的肥肉。很快，仅只花了半天的功夫，秦风的人便拖着缴获而来的魔导大炮来到了这座边境城市之前。抵达此处之时，这城市高大的城门已经收了起来，城墙之上站着密密麻麻的士兵，每一个披肩执锐，目光炯炯地望着秦风的军队。北境大公，我们这里只是一座小城市，您要是需要什么补给物资的话，只需要您开个金口，我们立刻就派人给您送来，只求您能够放过我们一马。说话的人名叫克利夫兰，来自风暴帝国的顶级贵族世家阿莫耶家族，是这座边境城市之中贵族集团的利益代表，也是整座城市的话事人。此刻，他显然是知道了秦风的战绩，知道了眼前这个毁灭了怒涛军团先遣部队、攻占了要塞城的男人所拥有的实力有多么的强横。克利夫兰不想和秦风硬碰硬，但是就这么让他把经营了无数年的成果交给秦风，他却是不乐意的。在克利夫兰看来，打仗不就是为了钱吗？只要钱给够了，谁又愿意打生打死的呢？然而，克利夫兰等了好久都没有等到秦风的回话，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排排魔导大炮以及一个个准备就绪了的女猎手。看到这一幕，克利夫兰顿时就慌了神，他连忙指挥手下开启了城市的魔法防御屏障，而后又掏出了一个魔法扩音器，高声叫嚷道：“北境大公阁下，我刚才说的话您可能没有听清楚。我说我愿意交钱卖命，只要您愿意放过我们，不攻击我们的城市，您需要什么物资我都可以给您，无论是粮草还是能量金块，无论是装备还是武器，只要我们有的，我们都给您。”一席话说完，克利夫兰止不住就咳嗽了起来，一是因为说的太急了有点岔气儿，二是代价太大了，有些吃不消。不过想着留得青山再不愁没柴烧，只要能保住了这座边境城市，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能稳住贸易，一时的阵痛再如何的剧烈都是可以忍受的。主人，还打吗？听到克利夫兰的话，泰兰德一脸疑问地看向秦风，开始征求秦风的意见。秦风笑了笑，淡然说道：“打呀，为什么不打？我们自己能够拿到的东西就不需要别人来给，而且打完了之后我们还可以拆城，那又是一笔收入。”听到这话，泰兰德欠了欠身子道：“明白了，主人。”说完这句话之后，泰兰德便指挥着部队开始准备炮轰这座小城市。3秒钟过后，688门魔导大炮在同一时间发出了巨大的轰鸣之声，一颗颗浑圆的赤白魔法炮弹朝着小城市的魔法防御屏障就轰了过去。和之前的要塞城比起来，这座小城市的防御屏障脆得像是一张纸一样，根本就不配接受所有魔导大炮的齐射。在600多门大炮的攻击之下，能量屏障顷刻间就碎了一地。而后随着一声声鹰啼，秦风的角鹰骑士团就出动了。嘘嘘嘘嘘，一根根羽箭被弓箭手射出，无比精准地将城市之内的守军全部击杀。叮咚，
你的脚印骑士击杀了阿莫耶家族首位骑士，你获得 120W 点经验值，你获得1点国战点数。叮咚，你的脚印骑士击杀了魔力克家族首位骑士，你获得 120W 点经验值，你获得1点国战点数。叮咚，你的脚印骑士击杀了拜伦家族首位骑士，你获得 120W 点经验值，你获得1点国战点数。叮咚，你杀死了克利夫兰、阿莫耶以及其他贵族子弟，阿莫耶家族、魔力克、拜伦对你的好感度下降100的点，当前好感度100，当前关系不死不休。一连串的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响起，秦风的国战点数再度往上走了2步。杀光了城市之中的反抗力量之后，秦风便带着大军走进了城市之中。进入这座边境城市之后，秦风并没有立刻就刮地3尺，更没有让麾下的士兵将城中的商人赶尽杀绝。他留着这些商人还有大用。泰兰德，派点人手，把这些人全部给我集中起来，我有事要跟他们讲。好的，主人。在秦风的指示之下，泰兰德一众人将城中的大小商贩全部赶到了一处空地之上，而后泰兰德便动用自然魔法，在这片空地之中建立起了一个高台。秦风无比淡然地走上了高台，语气没有任何节奏起伏地说道：我是天意，把你们叫到这里来呢，是有2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商量，希望你们不要太紧张，也不要漏听我的话。听到这话，场中的那些个行商们被吓得直打哆嗦。商量？开什么国际玩笑？守城的将士、风暴帝国的贵族都被你给杀完了，你说要跟我们商量？有你这么商量的？有什么要求？大爷您就赶紧说吧，我们什么都答应。看着场中惊惧不已的行商们，秦风非常的满意。商人重利而忘命，不过那都只是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当死亡的恐惧真正的落到这些个商人的脑袋之上的时候，他们比谁都舍得花钱买命。想到这里之后，秦风就正式开始了强盗的演讲。我首先说第一件事情，我想你们应该非常的清楚，从这一时刻开始，你们的命就不属于你们自己了。我也不跟你们废话，想要活命就把你们所有的钱财全部给我交出来。当然，我也不是那种不仁义的人，我允许你们留下一定的口粮，但也只能是口粮。秦风的话音落下，场中的行商眼中就爆发出了一阵金光，他们立刻就举起了自己的手，大声的呼喊了起来：我交，我全部都交，只要能让我活命，我做什么都可以。我也一样，我什么都不留，只要一口吃的，只要能支撑到我回家就行。天意大公仁慈，天意大公慈悲。听着一阵阵喧嚣的喊叫之声，秦风伸出左手，轻轻往下压了一压，顿时全场静寂无声。看到这一幕，秦风淡淡的笑了笑，而后便继续开口道：大家都很配合吗？很不错，恭喜你们，你们拿回了自己一半的性命。听到这话，场中的行商顿时就露出了奇怪的神色。所有的钱财只换回来了半条命，那剩下的那半条命可拿什么去换？这天意不可能还想要奴役我们吧？把我们当成人质，问我们的家族要钱，我可没那个分量啊！完了，完犊子了！我可想不到我还有什么价值去换剩下的半条命。疑惑归疑惑，在秦风那恐怖的军队的镇压之下，这些人愣是半个屁也不敢放，静静的等待着秦风后续的话。我有个提议，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回到自己的家族之后，能够帮我把话带给你们的家主。我希望你们这些人的家族都把家族的总部搬到我的领地去。不过呢，这并不是什么威胁，与之相反，这是在拯救你们的生命。这天下就要大乱了，在这乱世之中，唯有我能保住你们。当然，我的保护也不是无偿的，你们需要把你们收益之中的90%都交给我。与之相应的，我也会保障你们的权益。但凡有个人或者国家敢于侵犯你们的利益，我都将覆灭他。我话讲完，谁赞同？谁反对？说完这话之后，秦风横着眼睛环视了一下四周，场中的行商们，你看我，我看你，鸦雀无声。不知过了多久，一个怯生生的声音从人堆里响了起来：禀告天意大公，我在我的家族里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我的话根本就代表不了家族的意思，即便我答应了你，家族也可能会否认这些协议。有人带头，场中的行商们顿时就有了勇气，他们鸡一嘴鹅一嘴，开始找借口。是啊是啊，天意大公，你也知道，一个家族不可能由一个人说了算的，要不这事儿还是缓缓吧，我们回家之后和家里人商量一下，再给您答复如何？我也觉得可行，大公您放心，我们这绝对不是在找借口，我们也没有那个胆子骗您。对对对，我们回去之后一定会跟家里人商量的，绝对不会辜负天意大公的好意。听到这些叽叽喳喳的请求之声，秦风淡淡的笑了笑，而后便让人把带头的那一个人请到了高台之上。看着眼前这个止不住打着哆嗦的商人，秦风心中不由生出了一股子鄙夷。屠刀都架到脖子上了，居然还有心思计算得失。如果不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倾销体系，加快把缴获而来的战利品转化成金钱，他又怎么会跟这些人废话？苍啷一声，秦风抽出了斩龙之刃，架到了商人的脖子上，轻轻一拉，就将这个商人的脑袋给砍了下来。而后秦风这才转过脑袋看向了场中的一众行商，语气冰冷的说道：你们可能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复述一遍，对于我的提议，谁赞同，谁反对？此话一出，全场鸦雀无声，一抹无边无际的恐怖情绪在这些行商的心中蔓延，让他们的心冷冻得像是万年坚冰里冻结着的尸骨。片刻功夫过后，一个扛不住压力的行商屈服了，他举起了自己的手，喊了一声我赞同。有人带头之后，便有行商陆陆续续的举起了自己的手，同意了秦风的提议。10几秒钟过后，场中便再无任何一人没有举手的行商。看到这一幕，秦风淡淡的点了点头，而后便总结道：不错，看来大家都是聪明人。即日起，契约达成，我希望你们的家族能够在15日之内搬到我的领地里去，超过这个期限之后，我会让人去请你们的。好了，到那里去缴纳救命钱吧，顺便把你们的家族信息填一下，别耍花招啊，一旦有假，结果会很没有意思的。
秦风伸手指着泰兰德的方位，让这些行商过去排队交钱。信上门小鸡啄米似的点头，而后便返回了各自的家中，在士兵们的友情帮助之下，收拾起了物资。行商们走了之后，秦风走到了泰兰德的面前，温声道：“等会儿他们交钱之时，你每收3个人的钱，就弄死2个，连续3次。如果你察觉到了异常，你也可以自行裁断。”泰兰德疑惑地抬起头，不解地看着秦风。秦风淡淡一笑，解释道：“这些人里肯定有哪些心怀侥幸的，以为能糊弄过去，想要打消这些的侥幸心理，就需要杀鸡儆猴，让他们害怕。”听完秦风的解释之后，泰兰德这才明白了秦风话中的含义，于是就点了头，照着秦风的意思去做了。10几分钟过后，在士兵们的督促之下，一个个行商把物资全都带到了广场之中，开始上交。叮咚，你获得了军用粮 X156445648罐。叮咚，你获得了高级恢复药剂 X154646465支。叮咚，你获得金币8亿。叮咚，你获得精炼过的密银矿 X454554000克。叮咚，泰兰德杀死了行商甲，你获得20W 经验值。叮咚，泰兰德杀死了行商乙，你获得15W 经验值。你获得1点的国战点数。叮咚，泰兰德杀死了行商丙，你获得1W 经验值。叮咚，泰兰德杀死了行商丁，你获得50W 经验值。一连串的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接连不断的响起，秦风手中的物资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增长。别的东西不说，单只说金币，这一波的趁火打劫就给秦风带去了整整70多个亿的金币。然而这些都还是小头，真正的大头还要等到这些行商的家族都搬到自己的领地去之后才会显现。又是10几分钟过去，行商们终于将卖命钱交齐了。看着面前堵成了一团，根本就不敢妄动的行商们，秦风淡淡的摆了摆手，而后便放这些行商走了。与此同时，秦风派出和席勒联系的角鹰骑士也回来了，并带回来了一个联络器。这角鹰骑士告诉秦风，席勒的拆迁大队将会在2个半小时之后赶到这座城市，拆完了材料之后，就会利用次元传送装置将材料运回到秦风的领地。而后，这些拆迁队的人还会一直沿着秦风走过的轨迹向前进发，随时等候秦风的命令。只要秦风用联络器联系他们，他们就会用最快的速度赶到目的地，不打折扣的完成秦风交代的任务。听完了角鹰骑士的汇报之后，秦风越来越觉得席勒这个小弟收的是真明智。别的不说，就是这份自觉性就值得很多人学习。和之前的要塞城不同，秦风脚下的这座贸易城市是没有城池之心的。所以在搜刮完了行商之后，秦风便带着自己大军离开了，继续朝着洛萨行省的位置进发。25天之后，秦风带着风尘仆仆的军队来到了风暴帝国洛萨行省第一雄城帕离城。在过去的25天之中，秦风一共攻占了32座拥有城池之心的城池，劫掠了相当于8000亿资金的物资，重新变成了神域世界之中的顶级巨富。除开物资之外，秦风充分发挥了强盗精神，他不仅抢钱，还抢人。在过去的15天里，经过一番番的循循善诱，秦风劝说了70多个商人家族将总部搬到他的领地之中去。这些商人也非常的上道，感激涕零之下，就答应了秦风的要求，风风火火的就将家族总部搬到了秦风的领地之中。其中有些个对秦风钦佩有加的，还主动将家族的生产基地也搬了过去。当然，做到这一点可不光是秦风能言善辩，魅力超凡，最主要的就是此前的那些各行商的良心宣传。看过了第一批行商的好下场之后，这些商人家族非常自然的就站到了秦风这一边，赶都赶不走。不过人多了对于秦风的领地来说也是个麻烦事儿。海瑟薇就曾跟秦风抱怨过，来的商人家族太多，领地都快装不下了。听到海瑟薇的抱怨之后，秦风先是安抚了一下海瑟薇的情绪，明确了海瑟薇后秦总的地位，告诉他不会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的位置。而后秦风便让海瑟薇扩张领地，把那些安置不下的家族往 T9 区域之外安置。对此，海瑟薇也有过疑问，如下：你的意思是把他们安置到 T8 区域吗？哪里确实有空地，可那毕竟不是我们自己的领地啊。你找我说的办就行，谁要是对我做的事情有疑问，你让他来找我。懂了。接受了秦风的指点之后，海瑟薇顿时就开窍了。他充分发扬了秦风的拿来主义精神，整合了秦风抢来的那些个商人家族，在临近 T9 的 T8、T7、T6 3个区域疯狂建造交易城镇和生产基地。在强大的军队和海量的金钱的支持之下，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交易城镇也变得越来越繁华。在此期间，的确也有过帝国的巡查官员就此事质问过海瑟薇，强烈谴责海瑟薇这么做事儿不符合规矩。那些被海瑟薇赶走的领主们也在巡查官员的撑腰之下疯狂吐口水，企图用人海战术逼迫海瑟薇屈服。可是那时候的海瑟薇已经不是当初的海瑟薇了，他成为了海纽护路天翼大公的后勤总管，掌管108商业家族的商业巨子，手握108家族护卫队，背靠秦风10多万大军。瑟薇面对着前来质问他的无知领主和气势汹汹的巡查官员，海瑟薇只丢下了一句话，就把这些人嚣张的气焰给浇灭了。这都是天翼大公的意思，你们有意见可以去风暴帝国找他。一句话说完，再有意见的人也就没有了意见。无奈之下，他们也只能跑到枫叶帝国的王都，跟帝国皇帝陈胜诉苦。然而知道了侵占他们的领地的是秦风之后，陈胜直接就不鸟这些人，随便丢了几套帝都之内的宅院给这些人之后，便不再理会他们。不仅如此，陈胜还派人跟秦风联系，问秦风还需要领地不，只要秦风开金口，他就给秦风送来。秦风则是很大度的表明了态度，说暂时不用，以后有需要会告知他。话分两头，说完了秦风领地的事情之后，再说回秦风的大军之上。此时秦风的军队已经抵达了风暴帝国的经济重心洛萨行省。
如果说秦风在此之前收获到的那些战利品是一座池子的话，洛萨行省之中等待着秦风去薅的羊毛就能装满鄱阳湖。看着面前阻挡着的第一座城市，看着城墙之上严阵以待，准备着阻拦自己的士兵，秦风大手一挥，2000多门魔导大炮齐齐咆哮，将一颗颗魔法炮弹打向了帕离城的魔法屏障。洛萨行省第一战正式打响。在过去的25天的时间里，风暴帝国的人逐渐摸清楚了秦风前进的路线。为了阻挡住秦风的军队，风暴帝国的皇帝派出了帝国3大军团之一的飓风军团来迎战秦风的大军。为了不被秦风逐一击破，飓风军团的首领决定在洛萨行省和秦风展开最后的决战。于是乎，他便将军队分成了3支，分别派驻在了洛萨行省的3个大城之中。这3个大城呈现出犄角之势，一旦有任何一座城市遭到秦风的攻击，其他2座城市的守军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支援到位。看着城墙之下不断发出轰鸣之声的魔导大炮，帕离城的守将阿克拉斯摩格轻蔑地笑了笑。区2000座魔导大炮就想攻破我帕离城的防御屏障，属实想太多。为了迎接你的到来，我预备了1000多万块能量金块，就算再给你添一3000座魔导大炮，你也破不了我的城防。暗自感慨之时，一个传讯小兵走到了阿克拉的身边，低声说道：阿克拉将军，通讯处已经通知了另外的2支大军了，只要我们能够坚持住半个小时，他们就能够赶到。你下去吧，我心里有数。阿克拉傲然点头，挥手屏退了传讯小兵之后，他便叫来了负责城防的一个统领，安排任务道：把我们的魔导大炮拉过来，被轰了这么久，不反击算什么事儿？遵命。统领拱手退下，片刻功夫过后，便有嘎吱嘎吱的声音在这城墙之上响起，一门门巨重无比的魔导大炮被人拉上了城头。调试、填充能量金块，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负责打炮的士兵将目光投注到了阿克拉的身上。阿克拉豪气干云，指着秦风军阵之中的那些个魔导大炮就发号施令道：先把他们的魔导大炮给我打掉。命令一下达，士兵们便操作了起来。1秒钟过后，城墙之上足足4500门魔导大炮同一时刻怒吼了起来，朝着秦风军阵的位置就打出了整整4500发魔导炮弹。这些炮弹毫无阻拦的就穿过了帕离城的能量防护屏障，落向了秦风的军阵。眼见着这些魔导大炮就要完成他们的使命之时，一支支羽箭无比精准的命中了这些个炮弹，将他们凌空打碎了，成了狂暴的能量。是角鹰骑士出手了。看着自己打出的第一波攻击就这么被拦截下来，阿克拉的脸色顿时就变得难看了起来。从刚才那一次的拦截之中，他也看出了秦风军队之中这些角鹰骑士的不凡之处。不过他却没有过于惊恐，在他看来，即便这些角鹰骑士单体实力再怎么的强大，但他们的数量终究都是有限的。只要自己这边舍得下本钱，毁灭敌军魔导大炮的目的就一定能够达成。想到了这里之后，阿克拉重新拿起了自信，在他的命令之下，魔导大炮发出一阵阵疯狂的咆哮之声，炮弹如雨点一般的打向秦风的军阵。看着这一幕，秦风属实有些心疼。一发炮弹就等于一个魔导大炮的专用能量金块，再加上一点的魔导大炮耐久度。和其他的武器装备不同，战争武器的修复耐久的代价是非常的高昂的。想到这里之后，秦风便将目光偏向了一旁的尤迪安，低声问了一句：怎么样，他们通知另外2支军队了吗？听到秦风这话，尤迪安点了点，回了一句：禀告主人，守城的这支军队已经和飓风军团的另外2支军队取得了联系，他们会在半个小时之后赶到战场。作为神阶3段的存在，尤迪安的智力值比没有开启暴血的秦风高出了不少，再加上尤迪安本身所拥有的超感知技能，能够加大其感知的范围，并加深其感知的精细程度，所以秦风就将刺探敌人情报的任务交给了尤迪安。如今从尤迪安的口中，秦风已然得知了另外2支军队的动向，知道了他们会在半个小时之后赶到帕离城。那秦风就没有必要和帕离城的守军继续演下去了，守好我的魔导大炮，不要让他们损毁了。遵命。得到了尤迪安的回答之后，秦风点了点头，而后便朝着帕离城能量屏障的位置走去。叮咚，你使用了斩龙之刃的附加技能刀之灵，你获得移动速度提升500%，攻击速度提升500%，神经反射速度提升200%，动态视觉提升500%，异常状态抗性提升500%，免疫灵魂伤害，持续10分钟。叮咚，你消耗了10%最大生命值，你开启了猩红之力，你获得500%攻击力提升，你获得真实伤害能力。叮咚，你发动了专属技能暴血，开启1度暴血，获得2倍全属性增幅，血量上限提升，当前血量不享受增幅，血量下降一半，持续30分钟，结束后将面临6个小时的虚弱期，可以通过再度暴血解除。一道道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响起，炽烈的血气从秦风的身体之中溢出，将他变成了一个浑身沾满了鲜血的魔神。1步2步，秦风闲庭信步走在战场之上，缓缓朝着帕离城行进。巨大的恐惧无可阻挡的在城墙之上的那些士兵的心中滋生，压得他们连气都喘不过来。阿克拉也慌了，他从迎面来的这个男人的身上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他哆哆嗦嗦的张弓搭箭，用尽了全部的勇气，将一支羽箭射向了秦风。羽箭的速度极快无比，彰显着阿克拉高达85级的绝强实力。然而就是这么一根羽箭，在落到秦风的身体之上之时，却是连一道白痕都没有擦出来。叮咚，你受到了阿克拉的攻击，你受到了1点的伤害。注：暴血之后的防御力等于原来的512倍。此时秦风的等级为50级，觉醒了天赋绝对抗性，能免疫99%的伤害。听到这声提示音，秦风淡然一笑，根本就不予理会。他依旧迈着不急不缓的步子，朝着面前的帕离城走去。3秒钟之后，秦风走到了帕离城的能量防护屏障之前。
下一刻，他轻轻地抬起了自己的右腿，踹向了帕离城的能量防御屏障。看到秦风的动作，阿克拉的表情瞬间就从惊惧变成了鄙夷。此刻，秦风军阵之中，那原本不停在轰鸣的魔导大炮已经停下了攻击，唯一对帕离城能量防御屏障还存有攻击企图的，便是眼前这个抬脚踹城的男人。这个枫叶帝国的天意大公，难道认为仅凭自己一己之力就能攻破我的能量防御屏障吗？这简直也太过于痴人说梦了吧！诚然，在经历过刚才那一记攻击的失败之后，阿克拉认可了秦风的实力远在他的认知范围之外，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秦风这朴实无华的一脚能踹碎他的能量防护屏障。要知道，这个能量防护屏障的背后可是有着一个面积达到2000平方米的巨型魔法阵在做支撑的，而要维持这个巨型魔法阵的全力运转，它每秒钟都要消耗1000个中型能量晶块。最重要的是，全力运转的时间的增加，能量防御屏障的强度还会不断叠加。从开启能量防御屏障到现在，起码过了有3分钟的时间。有了这3分钟的积累，这个能量防护屏障抵抗冲击的能力至少提高了10倍。想要凭借着简简单单的一脚就击这种强度的能量防护屏障，纯粹就是天方夜谭。在阿克拉想到这里的时候，秦风抬起的右腿已经踹在了帕离城的能量防御屏障之上。嗡！一声巨大的嗡鸣之声在帕离城中所有人的耳边响起，将他们震得东倒西歪。感受着脚下城墙传来的巨大震动，阿克拉脸色瞬间就一变。下一刻，未等阿克拉有什么反应，巨大的防御屏障连带着覆盖着的帕离城便剧烈摇动了起来。嘎吱嘎吱的声音响起，让每一个听到这声音的人都难受地捂住了自己的耳朵。砰！片刻功夫之后，防御屏障率先承受不住秦风踹出的巨力，瞬间就崩解成了一块块能量碎片，而后就消散在了天地之间。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埋藏在城墙之中以及那掩藏在地底之下的导能回路和魔力法阵也崩毁了。海量紊乱的魔力像是愤怒着的海潮，仅仅是一个瞬间就将大半个帕离城给炸成了废墟。一阵阵哀嚎之声在帕离城中响起，或断腿，或断手，或断了脑袋的士兵痛苦地在地上扭动着残破不堪的身体。叮咚，你利用地形击杀了飓风军团第2军团的士兵，你获得了120W 点的经验值，你获得1点的国战点数，你获得5点的血量，斩龙之刃获得1点的灵体强度，你获得1点的灵体强度。叮咚，你利用地形击杀了飓风军团第2军团的百夫长，你获得了300W 点的经验值，你获得10点的国战点数，你获得5点的血量，斩龙之刃获得1点的灵体强度，你获得1点的灵体强度。叮咚，你利用地形击杀了飓风军团第2军团盾卫兵统领，你获得了1500W 点的经验值，你获得500点的国战点数，你获得5点的血量，斩龙之刃获得1点的灵体强度，你获得1点的灵体强度。一道道提示音在秦风的耳朵边上响起，秦风头也不回的慢悠悠的走回了己方的军阵之中，杀光他们，一个不留。冰冷如万年寒冰的命令刚一下达，黑色的洪流便冲了出去，顷刻之间就冲进了帕离城之中。那是秦风的女猎手军团。吼吼吼吼！巨大的吼叫声传来，上千个巨熊德鲁伊在同一瞬间开启了巨熊形态。下一个，他们同时跳上半空，化作一个个巨大的兽形陨石，狠厉而又霸蛮的将一个个飓风军团的士兵砸成了肉泥。角鹰骑士则是早早就占据了制空权，一根根羽箭不要钱的往下射，将一个个士兵死死钉在地上，使大力都不一定能够拔得出来。住！能量羽箭！小鹿们则是面带笑容，蹦蹦跳跳着就跑进了战场之中，将一些个还具有战斗能力的士兵变成了待宰的羔羊。卡莎瞳孔一缩，直接就发动了闪烁，出现在了阿克拉的身后。漆黑如墨的匕首像是毒蛇吐出的蛇信子一般，悄无声息的就吻上了阿克拉的脖子，无比轻柔而又残忍的割断了阿克拉的喉管。嘘嘘嘘嘘嘘！一道道黑光在阿克拉的后心处闪动，只是瞬息之间，卡莎便将他的后背给捅成了筛子。勇往直前，人在塔在！盖伦狂吼着，提着大宝剑就冲了上去。由于卡莎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瞬息之间就把大量的高级军官给弄死了。无奈之下，行动相对迟缓的盖伦就只能把他的目标对准那些个比小兵稍微强一点的统领级别的敌人，强行给对方做大宝剑。当然，泰兰德一行人也没有闲着，他们的近战能力虽然没有卡莎和盖伦那么的强大，但是他们的群体作战能力和辅助能力却也是不可或缺的。叮咚，泰兰德开启了强击光环，你的军队获得攻击力加成，提升为30%。叮咚，萨勒芬妮开启了经济光环，你的军队获得反伤 buff， 反伤效果为25%。叮咚，娜迦开启了和风守护，你的军队获得护盾，护盾值为5000W， 持续5分钟。在他们给出的 buff 的加持之下，秦风的军队势如破竹，只是10几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一场无比标准的恃强凌弱的战斗。叮咚，你的士兵击杀了飓风军团的士兵，你获得了120W 点的经验值，你获得了1点的国战点数。叮咚，你招募的英雄卡莎击杀了飓风军团第2军团长阿克拉斯摩格，你获得1亿经验值，你获得2万点国战点数。叮咚，你招募的英雄盖伦击杀了飓风军团第2军团长枪兵统领，你获得2500W 点的经验值，你获得500点的国战点数。叮咚，你毁灭了飓风军团的第2军团，你在枫叶帝国的声望值提升1万点，枫叶帝国的 NPC 对你的好感度提升100点，当前关系极度仰慕。枫叶帝国军人对你的好感度提升300点，当前关系极度仰慕加3。叮咚，你毁灭了飓风军团的第2军团，彻底惹怒了风暴帝国的皇帝，他将派遣更多的军队前来围杀你。风暴帝国 NPC 对你的好感度下降100点，当前好感度负300点，当前关系不死不休加2。叮咚，你毁灭了飓风军团的第2军团，你开启了国战挑战任务，飓风军团的覆灭任务详情请到任务面板查看。叮咚，鉴于玩家天意已经完成国战挑战任务，
毁灭飓风军团，并接取到了国战挑战任务。飓风军团的覆灭，特开启 SSSS 及国战任务、国战挑战任务三大支柱的倾覆。国战挑战任务已完成了整合，请到任务面板查看。注：怒涛军团被枫叶帝国 NPC 和玩家剿灭了。一连串的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响起，足足响了10几分钟才停下来。海量的经验值储蓄在了秦风的经验池之中，让秦风前往泛美大区寻找失落的猩红祭坛的心情再度迫切了几分。在秦风舒舒服服地享受着士兵带来的便利之时，白狐女祭司泰兰德走到了秦风的面前，禀告主人，我们已经剿灭了帕离城之中所有的守军。听到泰兰德无比悦耳的声音，秦风淡淡一笑，轻轻拍了拍对方的肩膀，鼓励了一句：“做得很好，再接再厉。”泰兰德低下了头，带着浓厚的歉意说道：“如果不是主人打碎了帕离城的防御屏障，我们说不定现在连城都进不了。这一切都是主人的功劳。”确实，和此前的防御力量空虚的003号要塞城不同，帕离城的守备力量属实有点出格。且不说驻守在这座城池之中的那些个飓风军团的精锐士兵，单单只是这座城市的能量防御屏障的强度，就已经是此前的很多倍了。想到这里，秦风淡淡一笑，对着泰兰德说道：“这并不是你的问题，你的战术能力一直都是非常的出色的。之所以会遇到刚才那种情况，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火力有些不足。我们所拥有的魔导大炮，要是有3万门，或者说有100门神级的魔导大炮，别说这小小的帕离城了，就是风暴帝国的王都大门，我也相信你有能力替我轰开它。”泰兰德的眸子一亮，眼神之中裹满了感激之情。看到泰兰德眸子里的神光，秦风知道此时的泰兰德已经从眼下的小挫折之中走了出来。好了，赶紧去找城池之心所在的位置吧，找到了就让人通知我一声。遵命。说完这句话之后，泰兰德便带着人前去帕离城之中搜寻城池之心所在的位置去了。不仅如此，他还充分地发挥了主管能动性，安排了士兵们搜集战利品，并从废墟之中把那些个还没有被损坏到无法修复的魔导大炮拉出来。泰兰德走后，秦风从一个女猎手的手里牵来了一只黑豹，骑了上去，慢悠悠地开始晃悠。一边晃悠，秦风一边打开了任务面板，查看起了新获得的 SSSS 级任务：国战挑战任务三大支柱的倾覆，等级 SSSS。任务介绍：作为在神域大陆之上存续了数千年的古老帝国，风暴帝国有着3支古老而强大的军队，他们分别是怒涛军团、飓风军团以及那个被称为禁忌的存在不死者军团。这3大军团是风暴帝国的3大支柱，和皇帝的禁卫军一起维护着风暴帝国的存续。如今你已经覆灭了3支柱之一的怒涛军团，摧毁了1/3的飓风军团，请延续你的荣光，摧毁飓风军团剩下的军队，覆灭皇帝的禁卫军，而后将不死者军团送到历史的尘埃之中去。任务目标：1. 毁灭飓风军团； 2. 毁灭风暴帝国禁卫军； 3. 毁灭不死者军团； 4. 毁灭亡灵之城阿拉克塞。5. 12天，任务成功奖励1500亿金币； 2. 2000亿经验值； 3. 飓风战甲设计图纸； 4. 神级战争武器风暴巨炮设计图纸； 5. 神灵任务试炼资格亡灵大军的试炼。任务失败惩罚：枫叶帝国威望下降100%。任务限制：无。介绍：风暴帝国的王都之下掩藏着一个数万年之前的秘密，如果你有足够的胆量，你可以尝试着揭开它的真面目。看完了这人任务的信息之后，秦风直接就愣在了原地。潜意识里，秦风虽然是神域之中顶级的玩家之一，但他好死不死的错过了讨伐风暴帝国的战斗，因此他也没能参与到分食风暴帝国的那场饕餮盛宴之中。可这一世却是不同，秦风不但提前开启了国战，成为了枫叶帝国的国战指挥官，拥有了全面的指挥权，还在机缘巧合之下，将最终战役变成了自己的国战挑战任务三大支柱的倾覆。作为重生者，作为曾经挨过风暴巨炮轰击的男人，没有人比秦风更加清楚那个风暴巨炮的威力有多么的离谱。一旦让秦风得到了风暴巨炮并批量生产出来，秦风未来的浮空堡垒就能变成一座移动的超级炮台，再也不用担心火力不足的问题。除开风暴巨炮之外，这次的 SSSS 级任务还有一个极其特殊的奖励，那就是一个神灵试炼的资格。只要秦风赶在任务结束的时间之前毁灭禁卫军和不死者军团，并攻破风暴帝国的王都，摧毁掉风暴帝国王都地下的亡灵之城阿拉克塞，他就能参加亡灵大军的试炼，直面神域世界之中最为顶级的那一位邪神，留存于这个世间的一个残影。在秦风上一世的记忆之中，像这种神灵试炼的奖励都是不确定的，会根据参与试炼的人的特殊情况而做出调整。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使得秦风更加期待起了这一次的神灵试炼。想到这里的时候，泰兰德正好带着人回来了。走到秦风的身边之后，泰兰德便将10几个储物袋交给了秦风。结果储物袋的那一瞬间，秦风的耳边便响起了噼里啪啦的提示音。叮咚，你获得了飓风战甲 X15644。叮咚，你获得了而飓风军团制式巨盾 X5456。叮咚，你获得了飓风军团制式长刀 X3456。叮咚，你获得了飓风军团制式战靴 X15645。叮咚，你获得了能量金块 X96554645。叮咚，你获得了魔导大炮专用能量金块 X84544。叮咚，你获得了金币133亿。听着耳边的提示音，秦风脸上的表情愈发的柔和，心情也变得好了起来。然而，这些战利品还不是秦风此次收获的全部。主人，除了这些个战利品之外，我们这一次还收获到了2546门魔导大炮，虽然其中有一大半都处于损毁状态，但是修一修还是可以用的。听到这话，秦风笑着点了点头，只说道：这些你自己安排就是需要的资源人手，你可以自行调用，如果还是不够的话，你就联系席勒，他会帮你搞定的。
经过之前打的那几次交道之后，秦风愈发喜欢席勒这个小狗腿子，为此便在泰兰德面前点了一下席勒的名字。好的，主人，泰兰德这就是联系席勒，让他找人过来帮我们修炼。说完这句话之后，泰兰德便在意识空间之中联系起了角鹰骑士。下一刻，一只角鹰骑士迅速升空，朝着10几万公里之外的枫叶帝国2路大军的方位赶去了。做完这一切之后，泰兰德再度转过头来，朝着秦风说道：“主人，我们已经找到了帕离城的城池之心，它就在城中的那个魔法高塔之中，辛苦你们了。”秦风拍了拍泰兰德的肩膀，表示宽慰，而后便迈开步子，朝着魔法高塔所在的位置就走了过去。很快，秦风就来到了魔法高塔之前。抵达此处之时，魔法高塔之上的魔法符文已经被那家清除掉了。伸出左手对着大门轻轻一推，秦风便推开了这一座魔法高塔的大门。沿着塔中的楼梯旋转上，很快秦风就来到了塔顶，看到了那颗黄澄澄的城池之心。看到这颗城池之心的一瞬间，秦风毫不犹豫的就将这颗城池之心拿到了自己的手中，并调动起了自身的魔力，灌注到了其中。下一刻，2道提示音在秦风的耳朵边上响起：叮咚，检测到你已经拿到了帕离城的城池之心，并导入了自己的力量。15天后，你将成为这颗城池之心的主人。你也可以消耗1000W 金币进行强行占领。是否消耗1000万金币强行占领？提示：占领了城池之心过后，你将成为这座城池的主人，拥有操纵、修改、摧毁帕离城城池法阵的能力。听到这2声提示，秦风毫不犹豫，直接就支付了1000万金币，强行占据了这颗城池之心。叮咚，你消耗了1000万金币，强行占领了帕离城的城池之心，城池之心绑定中，绑定成功。叮咚，请为你占领的要城池命名。消耗了1000万的金币之后，秦风成功成为了帕离城新的主人。然而占领城池容易，给城池取名字倒是个非常麻烦的问题。想了许久之后，秦风愣是没有想出一个还算看得过去的名字。索性秦风干脆不想了，直接选择了保留帕离城本来的名字。而后秦风便打开了帕离城的面板，查看起了这座城市的信息。枫叶帝国帕离城攻占。城池等级高级，城池类型普通，管辖范围10W 平方公里，领地居民115645W 人，士兵数量0，最高权限归属天意，次级权限归属无。矿产资源9级金矿3座，9级宝石矿3座，8级矿脉18座，7级矿脉66座，其余矿脉若干。看到帕离城的信息之中矿脉资源的那一栏之后，秦风瞬间就呆住了。来洛萨行省之前，秦风就知道这洛萨行省之中有着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但是他没印象想到的是，这里的矿产资源居然如此的丰富。仅仅是帕离城一个城池的管辖范围之内，就有着上百座的高级矿脉，低级的矿脉更是多的数都数不过来。想到这里之后，秦风便做出了一个看起来有些麻烦，实际上却能在建成之后大大提高秦风资源采集速度的办法。他准备把这个帕离城变成他的第2领地，以帕离城为中心，将1级的主城覆盖满整个帕离城。在秦风的生命之树晋升为纪元之树过后，秦风便拥有了建造第2主城的能力。只要他有足够的金钱，他就能利用小精灵升级过后的能力，建造数量没有上限的生命之树。这些生命之树同样能够改变地形、生产单位。和秦风领地之中那一棵巨树的唯一区别就是，这些生命之树等级永远会比秦风领地中的那棵树低1级。想到这里之后，秦风便叫来了莉莉亚，给这个傻狍子之中最傻的那一个布置了一个任务，那就是驾驶非洲回领地运送小精灵。帕离城东面，忘忧峡谷，飓风军团第1军团的统帅哈耶克斯摩格面无表情地看着手中的一块令牌，眼神之中满是哀伤。此时他手中的那块令牌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光芒，变得再普通不过。而这种情况便预示着，在这令牌之中寄托了部分精神力的那个人已经死亡了。最初发现这份异常的时候，哈耶克还不愿意相信，他认为这是自己的错觉。可是在他找来无数人验证之后，他终究是确定了一个事实：他的弟弟斯摩格家族唯2的继承人阿克拉斯摩格已经没了。这怎么可能？那颗是帕离城，哪里可是有整个洛萨行省最强的防御屏障？论其防御强度，可是仅仅只在王都之下的呀。那个天翼大弓怎么可能攻破了帕离城的防御？怎么可能杀掉了我的弟弟？阵阵惊涛骇浪在哈耶克的脑海之中翻涌着，他的感性疯狂地告诉他，这事儿是不可能发生的，其中一定有什么他不知道的事情，他的弟弟一定还活着。但是哈耶克却没有在感性的催促之下带着大军继续赶路，与之相反，他命令大军原地休整，而后便亲自走到了随军的通讯处之中，从士兵的手中接过了通讯令牌。哈耶克输入了最高权限的口令，直接联系上了风暴帝国军机室。哈耶克统帅，你这个通讯来得太及时了，陛下刚刚做出了最新的决定。大人请说。是这样的，将军，帕离城已经没了，城池之心都被枫叶帝国的那个天翼大弓给占了去。经过所有军机大臣的讨论，帝国高层一致认为，这个天翼大弓才是需要被首先解决掉的那个。所以，请您暂时不要轻举妄动，我们会在3天之内调集3支军团前来援助你们。此举务必要将那个天翼大弓扼杀在洛萨行省。好的，哈耶克领命。通讯挂断之后，负责和哈耶克联系的那个官员一脸兴奋地走回到了军机室之中。此时，风暴帝国的皇帝正在和一大堆的风暴帝国高层武将商量着作战计划。看到官员走进来，众人纷纷抬起头，用期待的眼神望着他。在此情况之下，官员也不卖关子，直接就将事情说了出来。陛下洪福齐天啊！哈耶克统帅并没有因为弟弟的死亡丧失了理智，他接受了我们的命令。听到这话，在场的众人纷纷松了一口气。斯摩格家族作为风暴帝国之中最为顶级的世家之一，拥有着极其庞大的势力。
但是这个家族却有着一个巨大的缺陷，那就是人丁不够兴旺。到了哈耶克和阿克拉的这一代的，整个斯摩格家族就只剩下了他们2根苗。如今帕离城被攻破，驻守在其中的阿克拉十有8九嗝屁了。在此情况之下，哈耶克居然能忍住为兄弟报仇，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哈耶克统帅不愧是我风暴帝国的忠良之后啊，这等觉悟值得嘉奖。传我命令，此战过后，追封阿克拉将军为帝国公爵。陛下英明，陛下神武，陛下英明神武。风暴帝国皇帝班图哈布斯堡赞了一句，场中的大臣们便附和着赞美起了班图。班图哈布斯堡淡淡摆了摆手，制止了臣子的恭维。既然哈耶克统帅那边已经没有了问题，那我们就按照原定的计划行事吧。我就不信我将近400万大军还解决不了他天翼那10几万人。散了吧，我在帝都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在风暴帝国的高层做出决议的时候，秦风正好走到了帕离城的军需储藏室之前。和之前的无数次一样，由于此时的秦风已经成为了帕离城的主人，拥有了这座城市的最高权限。叮咚，你获得了飓风军团制式装备 X154554套。叮咚，你获得了能源金块 X1545685块。叮咚，你获得9级宝石15026415块。你获得8级宝石1594894949块。叮咚，你获得金币157亿。开完了军需物资储藏处之后，秦风走回到了城墙之上，等待着另外2支飓风军团军队的到来。然而等了好一会儿之后，秦风没能等来飓风军团的外卖，反而等来了枫叶帝国的间谍。只见城墙下方，一个身穿黑袍的男人从隐秘状态之中拖出了身形。男子刚一现身，便有几个女猎手围了上去，将手中的月刃架在了男子的脖子上。你是什么人？女猎手冰冷的声音响起。男子笑了笑，并没有说话，只是抬起头看向了城墙的秦风。在男子看向秦风的那一刻，秦风也发现了这个人。好奇之下，秦风直接就打开了探查之眼，查看起了男子的信息。枫叶帝国间谍刘某，等级82级，等阶史诗阶，攻击力 421W， 防御力 66W， 技能高级潜行、高级隐藏、次神级感知、高级密码学。介绍：本是枫叶帝国的贵族，却选择了隐姓埋名，成为了一个间谍。看完了这人的信息之后，秦风顿时就明白了这人的来意。放他上来吧，自己人。刷刷刷，秦风的话音刚一落下，女猎手们便收起了手中的月刃，将这个男人放到了帕离城之中。登上为数不多完好的城墙，男子走到了秦风的身边，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天翼大公，我是皇帝陛下安插在风暴帝国的间谍，此次前来找您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汇报。几分钟之后，男子长话短说，将风暴帝国高层的计划以及前来围剿秦风的几大军团的信息统统都说了一遍。听完了男子的讲述之后，秦风轻轻拍了拍男子的肩膀，辛苦你了，这事儿我知道了。说完这话之后，秦风便对着自己的军队发号施令，就要带着军队离开帕离城，前进的方向正是飓风军团第1军团所在的忘忧峡谷。前来报信的男子脸色一变，赶忙走到了秦风面前，阻拦道：请大公三思，敌众我寡，我们还是暂避锋芒吧。秦风的脚步顿了顿，转头看向了前来报信的男子，淡淡开口道：我心中有数，你放心便是。对了，这城需要拆一下，等会儿就有拆迁队的人过来，你到时候给他们搭把手。说完这话之后，秦风便头也不回的离开，朝着忘忧峡谷的位置进发。听过了男子的汇报之后，秦风自然清楚，此次进攻忘忧峡谷之中的风暴帝国军队很有可能遭受到另一支赶来支援的军队的夹击。不过秦风并没有因此感到哪怕是半点的畏惧，他甚至还有一点小兴奋。且不说秦风本身就有着足以毁灭那2支军团的能力，单单就是他手下的这些个士兵都不是飓风军团所能抵挡的了的。从开启国战到现在，从来没有过一次战争能把秦风军队的全部实力逼出来，以至于到现在为止，秦风军队的伤亡率还是一个无比粗犷的零蛋。希望这一次的遭遇战能够给我带来点惊喜吧，最好挫一挫泰兰德他们的锐气。年轻人太过于顺畅并不是件好事儿。秦风暗自感慨着，骑着黑豹晃晃悠悠地往前行进。在他身旁，那个被抢去了坐骑的女猎手则是一脸荣幸地交叠脉动的双腿，紧紧地跟着。由于这一次的出征并没有携带那些个笨重的魔导大炮，秦风军队的行进速度特别的快，不到半个小时的功夫，秦风就已经赶到了忘忧峡谷的地界。主人，前方有一支40万人的军队，应该就是飓风军团的第1军团。此外，在距离我们2000多公里之外的平原之上，还驻扎着另外一支军团，人数也在40万人左右，想必就是飓风军团的最后一支了。听到泰兰德的回报，秦风淡淡的点了点头，那就先把眼前的这口肥肉吃掉，回头再去解决另外的那一支。遵命，主人。得到了秦风的命令之后，泰兰德便指挥着军队朝着驻扎在峡谷顶端的飓风军团发起了冲锋。霎时间，一头头角鹰骑士再也不掩饰自己的身形，瞬间就爆发出了最高的速度，朝着飓风军团的魔法师编队便冲了过去。与此同时，地面之上1000多头巨熊德鲁伊也完成了变熊，在茂密的树林之中横冲直闯，将脚下的大地都踩得震动了起来。和粗暴的巨熊相比，女猎手们的动作则显得无比的轻盈。黑豹无比灵动的从一根树干跳到另一根树干，他们的步子很轻，但是每一次跳跃都能在一瞬间穿过几千米的距离。几乎是在秦风军队发起冲锋的同一时刻，飓风军团也动了起来。只听得咔嚓咔嚓的声音响起，一排排的巨盾便矗立在了军阵的最前方。淡银色的魔法能量在这些巨盾的表面上来回游移着，将刻画在巨盾之上的法阵彻底激活。只听得一阵嗡嗡嗡的声音响起，一道厚度达到70多米的能量屏障便出现在了飓风军团军阵的最前方。与此同时，一杆杆长枪也顺着巨盾之中的间隙悄无声息的就伸了出来。这些长枪之上也涌动着磅礴的魔法能量。
几乎只用了一瞬间，这些长枪之上的魔法能量便喷了出来，和巨盾凝聚出来的那道能量屏障汇聚在了一起。下一刻，一根根几乎要凝成实质的巨大枪尖从魔法屏障之中捅了出去，长度竟然达到了200多米。嘿！巨大的号子声便随着沉重的脚步声响起，飓风军团团成的那只钢铁乌龟稳步向前推进。随着飓风军团的推进，峡谷之上的密林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消失，预示着正面的接触战即将爆发。毫无疑问的，哈耶克的反应非常的迅速，刚一察觉到附近有异常的能量波动，他便指挥着士兵摆出了迎战的阵型。飓风军团的士兵也是非常的精锐，非常迅速的就完成了哈耶克的指令。但是这一回他们所面临的敌人却不同凡俗，因为秦风军队之中等级最为低下的都是70级的，还有着1000多头能顶在最前面的80级巨熊德鲁伊，以及把制空权死死握在手中的角鹰骑士团。除此之外，在这些士兵的身后还有着5个90级的英雄，以及一个从未出手过的神阶3段的尤迪安。也就是说，对战的双方所拥有的战斗力量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很快，秦风的军队便和飓风军团接触上了。面对着长达200多米的能量长枪以及厚达70多米的能量防御壁障，巨熊德鲁伊半点也不畏惧。吼吼吼吼！巨大的雄吼之声在战场之上此起彼伏的响起，巨熊们直接开启了狂暴模式。叮咚，你的巨熊德鲁伊发动了技能狂暴。巨熊德鲁伊丧失了50%的智能，获得了500%的伤害提升，获得300%的攻击速度加成。叮咚，你的巨熊德鲁伊发动了技能鼓舞，你的军队获得鼓舞 buff 叠加，总计提升218%移动速度、攻击速度126%攻击力提升。此 buff 数量越多，效果越小，具有边际效应。一连串的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响起，巨熊们纷纷蓄力，跃上半空之中，化作了一颗颗炮弹，狠狠地砸向了飓风军团的军阵。叮咚，你的巨熊德鲁伊发动了战争践踏，对深州300码的单位造成了群体眩晕效果，持续时间2秒。叮咚，巨熊德鲁伊释放了技能自然的治愈，治疗了自己。巨熊德鲁伊获得治疗效果，每秒恢复1000W 生命值，持续3分钟。叮咚，巨熊德鲁伊的攻击触发了伤口撕裂效果，当前撕裂叠加层数122层，当前攻击伤害为1546W。叮咚，你的巨熊德鲁伊杀死了飓风军团的士兵，你获得120W 点的经验值，你获得1点的国战点数。看着自己的士兵在巨熊德鲁伊的攻击之下一个接着一个的倒下，哈耶克的心中并没有生出半点意外的情绪。如果秦风的士兵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他就不可能攻破帕离城，更不可能灭掉整整1/5的怒涛军团。真正让哈耶克无比忌惮的是，之前那深入高空的一道道黑影。这些黑影的速度太快了，哈耶克刚刚感知到他们的存在，他们便消失在了哈耶克的感知范围之中。被射出的利箭永远不是最恐怖，最恐怖的是那些悬而未发的攻击。因为在这些攻击发出之前，你永远不知道它会打向哪里，你更不会知道这道攻击会有多么的恐怖。为此，哈耶克一直紧盯着头上的天空，不敢有半点的懈怠。不过，哈耶克稳得住，他手下的那些指挥官们却是一个个火烧火燎的，热得像是砂锅上被烧灼着的蚂蚁。统帅大人，要不要把第2盾卫兵部队派上去？这些巨熊简直太过于恐怖了，再不补充兵力的话，我们的防线说不定就会被他们攻破了。是啊，统帅，再这么下去的话，不超过3分钟，我们的阵线就会被这些巨熊撕开一个口子。统帅，要不我们跟他同归于尽吧？我们的战士在出征之前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了，只要能用少量的牺牲换来阵线的稳定，肯定是不亏的呀。听着手下们叽叽喳喳的汇报，哈耶克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在哈耶克看来，此时正面战场的压力还不足以让他动用那些支援部队，他需要把大部分的力量集中起来，用来应对未来战场上会发生的变化。从纯理性的角度来看，哈耶克的决定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战争从来都不是一件由理性决定的事情，能影响战争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士兵的士气就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如果就这样放任不管，军团的士气就会在能量屏障破碎之前衰败下去。想到这里之后，哈耶克面色颇为艰难地做出了决定，把第2、第3盾卫兵部队派上去吧，不顾一切代价阻拦住这些巨熊。如果必要的话，可以让他们自爆，他们的抚恤金我会亲手交到他们亲人的手中，让长枪兵部队也就位，尽可能的去杀伤这些巨熊。2句话说完，围在哈耶克身边的指挥官们并没有就此离开，他们的嘴唇欲言又止的开合着，好像是在说想要申请弓箭手部队和魔法师编队的援助。哈耶克看出了这些人内心的想法，他尽量控制着自己的语调，尽可能平和的说道：从情报之上来看，这个天翼大公的军队可不只有这些古怪的巨熊，他还有2支机动能力高的吓人的骑兵部队，以及一个拥有着制空能力的军队。在这2支军队出现之前，我们需要保留下足够的应变能力，弓箭手编队和魔法师编队我不会在此刻动用，你们就别打他们的主意了。听到这话，指挥官们神色顿时就暗淡了下去。但是哈耶克同意他们派遣增援部队去增援正面战场，已经是很大的让步了。生之花一刻秉性的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再想跟哈耶克请求支援，基本上是件不可能的事情。好的，统帅，我这就去办。指挥官们答应了一声，而后便急匆匆的去召集军队了。片刻功夫过后，哈耶克身边除了亲卫之外，便再无一人。呼！哈耶克长长吐出一口浊气，再度抬起头，看向了头顶灰蒙蒙的天空。此时的高天和平时并没有什么异常，稀稀拉拉的散布着几朵灰蒙蒙的棉花团一样的云朵。可是哈耶克却从这些灰云之中看出了些许灰云压层层欲摧的意味。密林之中，泰兰德冷眼看着面前的战场，强行阻拦下了战意浓烈的一痞的英雄们。不要着急，我们现在虽然已经确定了他们的魔法师编队所在的位置，但是对方还没有大规模的举动，还处于军政的保护之中，
我们的角鹰骑士很难对这些魔法师造成有效的杀伤。你们要是上去的话，虽然能够在短时间之内破开他们的防御阵线，瞬间扭转转局，但是这对于主人的军队而言却不是一件好事情。毕竟我们6个人不可能一直聚在一起，肆意动用自己的力量去打破战局的平衡，并不是一件值得的事。如果真要追求速度的话，我相信即便我们所有人聚在一起，都不可能比主人亲自动手来得更快。听完了泰兰德的解释之后，卡莎一行人迅速就冷静了下来。在今日这场遭遇战之前，他们所经历的每一场战争都是非常平顺的。无论是之前偷袭怒涛军团，还是今日进攻帕黎城的战役，他们都打得非常的舒服。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卡莎一行人看到巨熊德鲁伊们无法在短时间内破开敌人的防御之后，他们便急了，便想要亲自动手，完成这个本该由士兵们去完成的任务。拦下了卡莎等人之后，泰兰德也觉得一直这么跟飓风军团的人耗着，不是一件好事情。毕竟巨熊德鲁伊虽然强悍，但是他们的数量相比于飓风军团的士兵来说还是太少了。如果就这么放任不管的话，巨熊德鲁伊迟早会被那些战士给耗死。想到这里之后，泰兰德直接在意识空间里下达了命令：小鹿营出动，协助巨熊德鲁伊破开敌人的阵线。命令刚一下达，蹦蹦跳跳的小鹿们便赶赴到了战场之上，协助巨熊德鲁伊开始在敌人的阵线之上找口子。叮咚，你的小鹿开启了迟缓光环，此光环可以叠加，当前叠加效率为 316%， 以降低1万码范围内所有敌人 632% 攻击速度、632% 移动速度、632% 神经反射速度。叮咚，你的小鹿使用了技能变羊，将1132名敌军变成了人畜无害的羔羊。2道提示音刚一在秦风的耳边响起，正面战场上顿时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见战场之中，原本非常顽强抵抗着巨熊德鲁伊进攻的盾卫兵和长枪兵们，在顷刻之间就变成了一头头人畜无害的羔羊。在1000多头小鹿一起发动迟缓光环的影响之下，这些羔羊连带着他们周围的士兵们行动变得无比的迟缓，敌人的削弱就等于己方的增强。压力骤减之后，巨熊德鲁伊顿时就找到了突破口。吼吼吼吼吼！巨大的熊吼之声在战场之上响起，巨熊德鲁伊们挥舞着厚大的熊掌，将一个个行动迟缓、浑身雪白的羔羊拍成了一滩肉泥。叮咚，你的士兵击杀了飓风军团的士兵，你获得120万点经验值，你获得1点国战点数。叮咚，你的士兵击杀了飓风军团盾卫兵队长，你获得249万点经验值，你获得200点国战点数。叮咚，你的士兵击杀了飓风军团长枪兵队长，你获得242万点经验值，你获得200点国战点数。听着耳边骤然增加的奖励提示音，秦风淡淡笑了笑，觉得是时候再暴兵一波，并以这些老兵为核心组建出数支部队，同时向风暴帝国发起进攻了。经过了这些日子的战争演练，秦风手下的这些英雄和士兵们都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再也不需要秦风为他们保驾护航。只要不遇上神阶之上的敌人，以他们的实力已经足够平推整个风暴帝国的军队了。而在经历了之前的搜刮之后，此时的秦风已然有了大规模暴兵的资本。想到这里之后，秦风便决定在此战结束之后回领地一趟，开始进行第2次的暴兵。在秦风思索着暴兵计划的时候，哈耶克也觉察到了战场之中的变化。小鹿们加入战局之后，飓风军团的防线以雪崩一般的速度开始崩溃，每一队士兵被巨熊们拍成肉泥，都像是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到了哈耶克的心脏之上。如果就这么放任不管的话，也不用等头顶之上那悬而未决的攻击落下了，哈耶克的士兵就会在那1000多头巨熊和1000多头小鹿的蹂躏之下，逐渐被蚕食个一干二净。呼，长吐出一口浊气，他也可揉搓着自己的手指，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转过头，对着身边的传讯士兵说道：“盾卫兵举盾，长枪兵后撤，弓箭手编队准备，魔法师编队准备。3秒钟之后，对东北方向阵线实施无差别打击。进行打击之时，务必保留下部分力量，以应对可能存在的攻击。”一连3道命令借由传讯兵发出之后，整个飓风军团的阵型就开始变化了起来。只见飓风军团的阵型中心，一个个保护着魔法师的盾卫兵散了开来，显露出了那刻画在魔法师们脚下的巨型法阵。与此同时，处于阵型左右两侧的2支弓箭手编队也有了行动。他们张弓搭箭，将一支支裹挟着巨大能量的羽箭搭在了弯如满月的弓弦之上。狂暴的元素能量沿着弓柄之上的魔法回路，疯狂地朝羽箭之中灌注。下一刻，巨大的嗡嗡之声响起，一根根蜿蜒向前的羽箭升上了天空，飞到半空之后，羽箭折返了方向，朝着巨熊战士和小鹿所在的位置便射了过去。这些羽箭的速度极快，不到片刻功夫便跨过了飓风军团的阵线。眼见着就要落到巨熊德鲁伊和小鹿身上之时，这些羽箭的速度却是骤然减缓了下来。那是小鹿的迟缓光环起了作用。75级的小鹿不仅能迟缓生物体的行动速度，还能迟缓一切拥有弹道的攻击的行动速度。失去了速度的加持之后，这些羽箭便构不成太大的威胁。刚一落到小鹿和巨熊的身边，就被他们用标枪或用熊掌给拍飞了。就这样，飓风军团的第一波进攻被轻松化解掉了。此时的战场之上，还能够对小鹿和巨熊德鲁伊造成威胁的，便是那些正在酝酿着魔法的魔法师们。不过这些人身处于飓风军团的阵型深处，以小鹿和巨熊的伤害半径，根本阻止不了他们。此时的战场之上，唯一能够阻止他们的士兵，便是那在灰云之上盘旋了许久的1000多头角鹰骑士。绝鹰骑士，立刻发动攻击！目标：飓风军团魔法师编队。几乎就赶在魔法师编队显现出位置的时刻，泰兰德敏锐地抓住了机会，对角鹰骑士们发布了命令。命令刚一下达，9天之上的灰云之中就陡然窜出了成百上千道黑影。这些黑影的速度极快，转瞬之间就出现在了那些个法师头顶之上。下一刻，一道道拥有着极其强大力道的羽箭便被这些黑影从天空之中倾泻了下来。和角鹰合体之后，
弓箭手的射速得到了5倍的提升，1秒就能够射出3000多箭。这虽然距离秦风那抽风一样的攻速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用来对付飓风军团的魔法师还是绰绰有余的。嘘嘘嘘嘘嘘，狂暴的箭雨落下，地面之上失去了盾卫兵保护的魔法师们顿时就被射成了筛子。即便他们其中有一部分最快的能够在箭雨落下来之前开启防御法术，但是这也不能挽救他们的生命，只能延长他们的痛苦。绝鹰骑士们无比狂暴的攻击之下，飓风军团的魔法师像是遇上了联合收割机的麦子一样，一片片的倒下。看到这一幕，哈耶克脸都绿了。从一开始的时候，哈耶克就知道这会是一场不对等的战斗，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这一边居然能输得这么的快。他好不容易才保留都现在的魔法师，刚一出场，还没有放出任何的魔法，就这样轻飘飘的被人给团灭了。而没有了魔法师的威慑之后，那2支骑兵估计就要出手了。想到这里的时候，哈耶克便感觉到了战场之外的密林里出现了异动，一头头骑着黑豹的女猎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就冲杀了出来。冲出密林之后不久，2支女猎手军团的速度陡然又加快了几分。他们手执月刃向前飞驰，化作了2道漆黑的洪流，摧枯拉朽的就冲开了那原本就被巨熊德鲁伊们打得有些溃不成军的防线。大局已定，泰兰德便在布兰祖跃跃欲试的英雄们了。执行斩首计划。泰兰德的话音刚一落下，卡莎便化作了一道黑影，以比角鹰骑士还要快3-4倍的速度往前冲。之时瞬息之间，卡莎就冲杀到了哈耶克的身边。感知到身边出现了异常的波动，哈耶克额头之上顿时就渗出了冷汗。他下意识地往左侧挪了一个身位，堪堪躲过了卡莎捅向他脖子的那一刀。哈耶克也算是个强者，他虽然身居高位，很多时候用不着他亲自出手，但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战力，哈耶克还是经常找高手和自己的对练的。此时躲过了卡莎那无比致命的一击之后，哈耶克便抽出了自己腰间的佩刀，摆出了架势，死死地盯着卡莎。2人就这么相互看着，谁也不肯率先出手。可没过多长时间，哈耶克就感觉到了背后突然就多出了一股陌生而强大的气息。前有狼后有虎，没办法，哈耶克只好抬起了手中的佩剑挡在了身后。苍啷一声，一声金铁相交的声音在哈耶克的身后炸响，随之而来的便是一股强大到能将哈耶克推倒的巨力。在这股子巨力的作用之下，哈耶克踉跄的往前方倒了过去，非常端正的对上了卡莎递出来的匕首之上。只听得刺啦一声，哈耶克胸前的装甲被匕首破开，紧接着就是胸前的血肉和肋骨，再然后就是哈耶克那颗跳动着的心脏。嘘，一道血线沿着卡莎匕首之上的放血槽喷涌而出，直接就染红了卡莎的衣衫。卡莎也不去管这些猩红的血液，紧握着手中的匕首，对着哈耶克的脖子便是一阵狂捅。噗噗噗噗噗，一连串的声音在哈耶克的耳边响起，越来越微弱，直至最后，哈耶克眼前的世界也模糊灰白了下去。叮咚，你招募的英雄卡莎击杀了飓风军团第1军团的统帅，你获得3亿经验值，你获得2万点国战点数。叮咚，你招募的英雄盖伦击杀了飓风军团第1军团副统领，你获得5000W经验值，你获得5000点国战点数。叮咚，你招募的英雄卡莎击杀了飓风军团第1军团副统领，你获得5000W经验值，你获得5000点国战点数。叮咚，你的巨熊德鲁伊击杀了飓风军团士兵，你获得150W 点的经验值，你获得1点的国战点数。叮咚，你的角鹰骑士击杀了飓风军团魔法师，你获得300W 点的经验值，你获得20点的国战点数。一连串的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此起彼伏的响起，这一响直接就持续了将近10分钟。看着面前的堆积如山的飓风军团的尸体，秦风面无表情地指挥着士兵们收捡起了战利品。叮咚，你获得魔导大炮1589门。叮咚，你获得魔导大炮专用能量金块 X7W 块。叮咚，你获得了飓风战甲 X15644。叮咚，你获得了而飓风军团制式巨盾 X5456。叮咚，你获得了飓风军团制式长刀 X3456。叮咚，你获得了飓风军团制式战靴 X15645。很快，在10多万士兵的帮助之下，地上的战利品便被收捡完成了。整理好了这一次的收获之后，秦风走到了泰兰德的身边，吩咐道：在帕黎城的范围之中，一共有100多座矿脉，我要你们在1天之内把这些矿脉全部控制下来，能不能做到？听到秦风的问话，泰兰德神色一正，斩钉截铁道：遵命。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飓风军团剩下的那支军队，你就不用操心了，我会亲自动手解决了他们。经过了这20多天的磨合，秦风的军队已然不再需要他来保驾护航。眼下，秦风已然触发了国战挑战任务，他就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拿到任务的奖励。想到这里之后，秦风便把从女猎手那里借来的那只黑豹还了回去，而后便独自一人离开了军阵，消失在了峡谷之上的密林之中。不过，秦风并没有直接去找飓风军团的最后一支部队，此时的他还处于暴血的虚弱状态之中，还需要4个多小时的时间才能缓过来。在情况之下，秦风选择了利用公爵令牌传送回自己的领地。唰的一下，一阵微微的眩晕感传来，秦风出现在了自己的领地之中。此时的秦风已经有了9000多个亿的资金，不仅能大规模的爆兵，还能对自己的领地进行一波大升级。想到这里，秦风二话不说，直接就开始搞建设。叮咚，你消耗了1500亿金币，建造了15万米暗物质能量导能通道。叮咚，你消耗了2000亿金币，建造了100个暗物质能量反应堆。秦风首先建造的是浮空堡垒的2个重要部件：暗物质能量传导通道和暗物质能量反应堆。这些东西的数量看着多，但是距离完全体的浮空堡垒还有了98%的未完成度。呼，感知着纪元之树根须之中那些稀稀落落被缠绕着的暗物质反应堆，秦风就不由得想要叹气。建造浮空堡垒简直太花钱了，估计把整个风暴帝国掏空都不一定能建造完成。一阵嗟叹过后，
秦风便将注意力放在了刨冰这事之上。叮咚，你消耗了400亿金币，建立了50个战争古树，50个知识古树，50个风之古树。叮咚，你花了1000亿，生产了100万个女猎手，预计24小时之后生产完毕。叮咚，你花了50亿，生产了5万个弓箭手，预计24小时之后生产完毕。叮咚，你花费了1000亿，生产了5万头角鹰，预计24小时之后生产完毕。叮咚，你花费了2000亿，生产了4万头巨熊德鲁伊，预计16小时之后生产完毕。叮咚，你花费了400亿，生产了2万头小鹿，预计16小时之后生产完毕。完成了刨冰之后，秦风兜里还剩了几十亿的金币。想着自己之前派给傻狍子的那个任务，秦风便通过领地之中的次元传送装置，传送回了洛萨行省的一处矿脉之上。此时，秦风派出的那只傻狍子不但按照秦风的要求，把小精灵给运送到了洛萨行省的各大矿脉之中，还运来了修建好的次元传送装置。这就使得秦风需要做的就只有建造生命之树、占领矿脉这2件事。也不犹豫，秦风径直就走向了面前的矿脉。叮咚，检测到你发现了9级宝石矿，是否立刻占据？话音落下的那一刻，秦风直接就选择了确定。叮咚，你已经占据了9级宝石矿，详情请到矿产面板查看。9级宝石矿脉，宝石储量 1.6 亿，预估价值432亿金币。当前每日采矿收益最大上限 50W 宝石每天。当前建议采矿单位数量500个小精灵。简单看了一眼矿脉的信息之后，秦风便安排了500个小精灵进去开矿。而后，秦风便离开了这个矿洞，来到了地面之上。到达了地面之后，秦风直接点开了建造界面，开始建造生命之树。叮咚，你消耗了1亿金币，建立了第2主城生命之树。由于你的第1主城还处于纪元之树状态，当前生命之树无法升级。听到这声提示音过后，秦风并没有在意。他之所以在这个矿脉附近建立第2主城，为了就只是节省消耗。毕竟次元传送装置再怎么省钱，每次使用都是有能量式消耗的。完成了主城的建造之后，秦风也不耽搁时间，朝着附近的第2个矿脉就过去了。很快，一套流程走过，秦风成功占据又一座矿脉。不过这一次秦风并没有建立生命之树，因为此处的这个矿脉依旧在之前的那棵生命之树的覆盖范围之内。4个多小时过后，秦风将大半个洛萨行省的矿脉都收入到了自己的囊中。就在他完成最后一个矿脉的占据的时候，一道提示音在他的耳朵边上响了起来。叮咚，检测到你已经占据了200座矿脉，你达成了成就矿脉狂人。从现在开始，在你控制之下的单位都能够代替你完成矿脉的占据，包括但不限于英雄、士兵、小精灵、NPC。听到这声提示音，秦风这才长长吐出了一口浊气。他之所以如此急切的占据矿脉，想要做的就是早一点达成这个成就。有了这个成就的奖励之后，秦风的军队推进到那里，就能够占领所在区域的矿脉，能够大大的减轻秦风本人的工作量。想到这里之后，秦风立刻就在意识空间里对着身在远处的泰兰德下达了一道命令，让对方在肃清风暴帝国军队的同时，占据途经之地的所有矿脉。弄完了这些事情之后，秦风这才腾出了手。恰好的是，此时的秦风已经从暴血的虚弱状态之中脱离了出来。回忆着记忆之中那个间谍给到的消息，秦风略微辨认了一下方位之后，便朝着帕离城以西区域的位置而去了。那里有飓风军团的最后一支军队，只要灭了他们，秦风的 SSSS 级任务就能完成1/4。帕离城西面，乌蒙山地。此刻，飓风军团最后的一支军队正驻扎在这里。4个多小时之前，他们接到了风暴帝国王都方面传来的消息。从消息之中，他们得知了哈耶克带领的那支军团已经被枫叶帝国的那位天翼大公给覆灭掉了。顿时，整个军团便人心惶惶了起来。如果说秦风第一次覆灭飓风军团驻守在帕离城的那支军队是用了什么阴谋诡计的话，那第2次在忘忧峡谷灭掉哈耶克的军队，可就不能用阴谋诡计这个借口来解释了。和靠着家族势力登上飓风军团3把手的阿克拉不同，在风暴帝国所有的将军之中，哈耶克可都是能排进前3的。能够打败哈耶克这样的敌人，就只能证明天翼大公的军队拥有着绝强的实力。营地临时帐篷之中，作为飓风军团的最后一支独苗的统帅，特瓦林焦躁的直挠头。防御工事做好了没有？赶紧给我催一催！帝国的支援可还要2天半才会到来，要是在这2天的时间里，那个天翼大公带兵打过来了怎么办？听到统帅的问话，在帐篷之中候着的工兵统领心有戚戚道：“统帅，工程兵已经在加班加点的干了，大概在3个小时过后，我们的防御工事就能够搭建好了。”什么？居然还要3个小时？你们这些人都是吃白饭的吗？你知不知道那个天翼刚灭了帕离城的守军，不到1个小时又灭了哈耶克的部队？3个小时？如果那个天翼对我们起了杀心，这3个小时够我们死6次了，你知道吗？特瓦林咆哮着，似乎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排解自己内心之中的恐惧情绪。然而，无论他怎么吼，纠结在他心中的那股子恐惧却是不曾有半分的消减，反而像雨后的春笋一般疯狂生长。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1个小时、半个小时之后，你要是完不成防御工事的搭建，你就和那些个工兵提着脑袋来见我吧。听到这话，工兵统领下意识的就打了个哆嗦，他跌跌撞撞的离开了临时帐篷，一路叫嚷着朝着远处的防御阵线而去。得到确切情报，枫叶帝国的军队将会在1个小时之后到达，我们务必要在半个小时之内搭建好防御工事。工兵统领一边跑一边喊着，听到这话的风暴帝国士兵顿时就动了起来，速度快得令人发指。在他们全力开工之下，一个个防御工事渐渐成型，魔法师也屈尊降贵，亲自动手刻画大型的魔法法阵。看到这一幕，工兵统领眉开眼笑，这速度应该可以了吧？啊！卧槽！一瞬间，工兵统领脸上喜悦的表情瞬间凝固，只因为他的余光瞥见了远方天际线上的一个黑影。
工兵头头的一声大吼，顿时就吸引了周遭士兵的注意力。他们纷纷顺着工兵头头的目光，朝着远处的天际线上看去。只见一个黑影正在以极其难以理解的速度斜斜地攀升着，庞大的压迫感从那黑影所在之处散发而来。陡然间，一股黑云压层层欲摧的感觉涌上了这些士兵的心头。敌袭！敌袭！一瞬间，一道道相同的惊呼之声从不同士兵的嘴里传出。即便是那些个被震惊得无法开口的士兵，心中也升起了同样的念头：来者是敌非友。很显然，这些士兵的猜测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那道飞向此处阵地的黑影正是秦风本人。短暂的慌乱过后，营地之中的士兵们便拿起了武器，准备迎接着远道而来摸不清楚底细的敌人。可未等慌乱的他们摆好阵型，秦风便像一颗陨石一般，狠狠地砸落到了他们面前的大地之上。轰隆！巨大的声音在战场之中响起，秦风砸落之时泛起的冲击波，更是将一些个士兵震飞了出去。叮咚！你用你的身体砸死了飓风军团的士兵，你获得120W 点的经验值，你获得1点的国战点数，你获得5点血量，你获得1点的灵体强度，斩龙之刃获得1点的灵体强度。听到这道提示音，秦风颇为意外地看向自己所站的地面，只见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正被他踩在脚下。秦风淡淡地笑了笑，一脚把这具倒霉士兵的遗体踹飞了出去，而后便抽出了斩龙之刃。叮咚！你使用了幻影替身制造了一个分身，分身会模仿你的动作，持续30秒。一连串的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响起，几十秒钟过后，秦风的身边便出现了1024个分身。当然，在此期间也有不怕死的士兵朝着秦风发起过攻击，但是此时的秦风已经觉醒了第5天赋绝对抗性。绝对抗性无视任何前置条件，减免 99% 的伤害，免疫在防御力抵消完成之后进行。这些士兵的攻击根本就威胁不到秦风，其中最为大力的那几道攻击也就只能对秦风造成1点的伤害。叮咚！你受到了飓风军团副统领的攻击，你受到了1点的伤害。叮咚！你受到了飓风军团首席魔法师的火龙之术，你受到了1点伤害。叮咚！你受到了飓风军团首席剑客的斩击，该斩击触发了致命一击效果，你受到了1点的伤害。听着耳边此起彼伏响起的提示音，秦风只感觉索然无味。这些敌人太弱了，连他的防御都破不了，存在于这世界上的意义便是变成他的血量和灵体强度。想到这里之后，秦风也不继续浪费时间，直接就开启了猩红之力。叮咚！你开启了猩红之力，你获得 500% 攻击力提升，你获得真实伤害能力，持续5秒。在秦风发动猩红之力的同时，他身边的那些个分身也模仿起了秦风的动作。霎时间，整个战场瞬间就被无数道浓郁到了极点的血气给覆盖住了。在这些血雾的干扰之下，飓风军团的士兵视线模糊到了极点，3米之外分不清公母，5米外人畜不分。环境的骤然改变让这些个士兵慌乱了起来，他们下意识的就想要逃离此处，回归到安全的地带。可是好久都没有大开杀戒的秦风又如何能放过他们？嘘嘘嘘嘘嘘嘘 2338W 2338W 2338W， 炽烈的刀光在战场之上上下翻飞，将一个个挡在秦风面前的士兵直接就砍成了一滩滩烂泥。斩龙之刃兴奋地嗡鸣着，似乎是在享受着这许久都未曾体会过的杀戮的快乐。自从跟了秦风过后，斩龙之刃不是在砍人，就是在砍人的路上。直到前些时日，秦风有了自己的军队之后，斩龙之刃这才闲了下来。刚开始的时候，斩龙之刃还是非常满意自己的摸鱼生活的，但是时间一长了，斩龙之刃对那种平淡的生活就腻歪了。不过，由于他只是一把不大聪明的刀，还没有嘴，他也只能憋屈地陪着秦风度过了那漫长的枯燥生活。可现在却是不同了，秦风的军队已然能够发挥出最顶级的战斗力了，不再需要秦风本尊为他们保驾护航。看了眼不断颤动的斩龙之刃，秦风淡淡一笑：“老伙计，你也开始兴奋了吗？”似是听到了秦风心中的话，斩龙之刃刀刃之上骤然闪烁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芒，回应起了秦风。感觉着斩龙之刃传递而来的兴奋，秦风心中的杀意骤然暴涨。下一刻，秦风探出了空着的左手，手指轻轻一勾。与此同时，秦风的那些个分身也模仿着秦风的样子，轻轻地勾起了手指。嗡嗡嗡嗡，巨大的嗡鸣之声在战场之中响起。153600把猩红之刃瞬息凝聚而成，恐怖到了极点的精神力在战场之中蔓延开来，控制着这些个猩红之刃汇聚成了而一朵血色的莲花。看到这朵血莲花，临时帐篷之中的特瓦林顿时就停下了穿戴盔甲的动作，愣在了原地。这血莲花，这是那个天野砸枫叶帝国3皇子陈天阳和一众秦风脑残粉 NPC 的宣传之下，全神域大陆的人都知道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凡是出现了血色莲花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天意的身影。因为这杀力恐怖到了极点的血色莲花，就是他们的天意大功的独门绝技。全神域大陆就此一家，别无分号。想到这一点之后，特瓦林心中就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跑路。也不犹豫，特瓦林盔甲都不穿了，指着一身便装，撩开了营帐的帘子，就要乌蒙山地的深处跑去。留得青山再不愁没柴烧，我这只是战略性的撤退，我终有一天会回来的。一边安慰着自己，一边尽可能的加快脚步。可就在特瓦林即将要跑出战场的那一刻，一具破破烂烂的尸体却是砸落到了他脚下的地面之上。看到被扔到了自己面前的尸体，特瓦林下意识的就收回了一记探出去的左脚，脖子僵硬的扭动，转头看向了自己的身后。回头的那一刻，特瓦林便看到了秦风缓步朝他所在的位置走了过来。秦风脸上带着笑，但是手中的刀刃之上却滴着点点的鲜血。而后秦风的身后，那瞬间就能开合上千次的血色莲花，还在无情的收割着自己士兵的性命。特瓦林哆哆嗦嗦的想要开口说话，但是在秦风压倒性的气势的压迫之下，
开口对他来说都变成了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哒哒哒，秦风的步子很缓慢，但是两人之间的距离却是越来越紧。感受着这股子强大到了极点的压迫力，特瓦林焦急的像是热锅之上的蚂蚁。他竭尽全力构思着求饶的话，但是此时的他脑子里一片空白，连一句完整的说辞都想不出来。情急之下，特瓦林啪的一声就给秦风跪下来，砰砰砰的就开始给秦风磕头。然而磕着磕着，特瓦林就感觉脖子上一轻，像是卸去了什么重担一般。紧接着，他的意识就变得模糊了起来，往事一篇篇的在他心头孤光掠影般划过，最后变成了一片虚无。叮咚，你击杀了飓风军团第3军团的统领特瓦林，你获得了1亿点的经验值，你获得了2000点国战点数。听到耳边的提示音，秦风缓缓迈步，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而后便轻轻晃着自己的手指，控制着猩红之刃汇聚而成的血色莲花，收割着残存士兵的生命。叮咚，你击杀了飓风军团的士兵，你获得了120W 点的经验值，你获得1点的国战点数，你获得了5点的血量，你获得了1点的灵体强度。斩龙之刃获得1点的灵体强度。叮咚，你击杀了飓风军团的士兵，你获得了120W 点的经验值，你获得1点的国战点数，你获得了5点的血量，你获得了1点的灵体强度。斩龙之刃获得1点的灵体强度。叮咚，你击杀了飓风军团的士兵，你获得了120W 点的经验值，你获得1点的国战点数，你获得了5点的血量，你获得了1点的灵体强度。斩龙之刃获得1点的灵体强度。大差不差的提示音在秦风脑海之中飞快响起，无比悦耳。几十秒钟过去，最后一个逃跑的士兵被猩红之刃穿透了胸膛，倒在了地面之上。与此同时，秦风期待已久的那道提示音终于在秦风的耳边响了起来。叮咚，你摧毁了风暴帝国3支柱之一的飓风军团，你在枫叶帝国的声望加10万点。风暴帝国皇帝及风暴帝国的 NPC 对你的好感度下降100点，当前好感度500，当前关系不死不休加4。叮咚，你毁灭了风暴帝国3支柱之一的飓风军团，你的称号军团毁灭者得到了提升，当前等阶为5阶。叮咚，你毁灭了风暴帝国的3支柱之一的飓风军团，你完成了 SSSS 级国战挑战任务，3支柱的覆灭的第1任务目标，请再接再厉，赶在任务时间结束之前完成本任务。世界通告，检测到枫叶帝国的玩家天意毁灭了风暴帝国的飓风军团，特奖励该玩家自由属性点1000点，特奖励该玩家幸运点20点，特奖励该玩家金币10亿，特奖励该玩家史诗阶武器炼金朋克巨剑。希望所有神域玩家向天意学习，做大做强，创造辉煌。听到这道世界公告，枫叶帝国的玩家高兴坏了。若非此时的他们正在和帝国的 NPC 以及玩家交战，他们估计都要跳起来。天意大佬牛逼啊！卧槽，你小子不讲武德，没看我在发消息吗？居然搞偷袭！我们200多万人和对面打得有来有回，天意大佬一个人带着自己的军队就毁了风暴帝国最顶级的3支军团之一，这简直偶像啊！天意大佬，我虽然是个男的，但我永远爱你啊！我没了，我被偷袭了，兄弟们给我报仇！谁他妈要给你报仇？明摆着告诉你，是我砍得的你。顺便再说一下，天意大佬只能是我小仙女的男人，谁都不能跟我抢。无耻女人，吃我一刀！我才是天意大佬的正房。天意大佬救命！风暴帝国的玩家疯了，他们不敢来惹你，就把气全部撒到了我们的身上。别啊，天意大佬，别听这些小崽子乱说，我们和他们只是私人恩怨，并没有怨恨你的意思。枫叶帝国的，你们还要不要脸？有那么 buff， 你们还打不过我们？打不过就算了，你们特么的居然还叫人，不带这么玩的吧？完犊子了！天意大佬把飓风军团都收拾了，下一个不会轮到我们了吧？管他妈的那么多，先把这些枫叶帝国的巨婴弄死了再说。说的对，就算是死，我王敬泽今天也要拉一个垫背的。看着画风变来变去的世界频道，秦风从其中抓到了一个有用的信息，那就是此时的枫叶帝国玩家正在和风暴帝国的玩家交战。除开他们，战场之上还有着2国的 NPC 士兵，且数量都在100万以上。想到了这里之后，秦风的脸上顿时就出现了一抹极其残忍的笑容。在此之前，秦风一直都在保护着自己的军队，督促着他们的成长。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秦风早他妈就憋坏了，早就想着刷点风暴帝国的小兵，加一点血量。也不犹豫，秦风直接就点开了国战指挥界面，查看起了双方交战的位置。片刻功夫之后，秦风便将确定的位置标记在了地图之上。算了算距离，秦风直接就掏出了曲速飞舟。嗡嗡嗡嗡，巨大的空间涟漪泛起，曲速飞舟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色空洞。空洞出现之后，强劲的推力从曲速飞舟的引擎之中生出，将之推进了黑洞之中。20多分钟之后，洛德西高地，恐怖的空间波动泛起，让战场之上所有的人都不经意地抬起了自己的脑袋，看向了头顶之上的天空。下一刻，巨大的黑洞缓缓凝聚，一个高扬着的船头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卧槽，这是个什么玩意儿？我怎么没有见过？这特么的不会是风暴帝国那群小崽子叫来的援军吧？感觉挺像的。这儿可是风暴帝国的地界，神域不是个以西幻为基调的世界吗？怎么出现了这种科幻之中才会出现的东西？你们说，这艘巨船之上会不会有什么歼星炮之类的东西啊？要不咱们还是跑吧，万一那玩意儿之上真的有歼星炮之类的东西呢？老哥说的好有道理的样子，我也觉得可以战略撤退一下，毕竟死了还得重新花钱跑过来，有点亏。看到曲速飞舟的那一刻，枫叶帝国一方的玩家们顿时就有些慌，他们先入为主的就认为这曲速飞舟是风暴帝国那边的。看到枫叶帝国玩家的发言之后，风暴帝国一方的玩家顿时就将这艘飞船看成了己方的支援。毕竟在这战场之上，只有风暴帝国和枫叶帝国2个势力，既然不是枫叶帝国的，那肯定就是风暴帝国的。想到了这里之后，风暴帝国的玩家直接就开启了嘲讽模式。枫叶帝国的，你们不是很牛逼吗？为什么这么快就想着要跑路了？是啊，
你们之前不是还让我们洗干净了脖子，等着你们来砍吗？来啊，我脖子已经洗干净了，就等着你那饥渴难耐的大刀呢！一群怂狗巴崽子，老子今天要是不剁了你们，我就跟你们姓！杀光那群风暴帝国的巨婴，让他们知道，没有天翼大佬，他们就只是一群什么都不是的废物。是时候血洗我们的耻辱了！嘎他妈的篮子！风暴帝国的玩家们嚎叫着就朝着战场另外一头冲去，一边前冲一边还在世界频道之中疯狂咆哮，颇有阻碍玩家的气概。然而冲着冲着，世界频道之中的画风就出现了变化。咦，这玩意儿我好像在官方的资料之中看到过，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呢。你这么一说，我特么的也感觉有点熟悉了。我靠，我想起来了，这特么的不是希克斯族制造出来的那个曲速非洲吗？我靠，地窟魔物开始入侵了，我怎么没有听到世界通告啊？不可能，地窟魔物入侵表世界这种版本大事件不可能没有通告的。而且之前天翼大佬拿到成就的时候，还有过一次公告，说什么破坏了地窟魔物的计划，位面战争将在120天之后开启。兄弟，你别吓我呀！我特么的好像联想到了什么，完犊子了！我也想到了，能在这个时间点就拥有地窟战争武器的大佬，只有可能是天翼大佬啊！兄弟们，风紧扯呼，这风暴帝国我不带了，等我！你特么的跑就跑，别踹我啊！一瞬间，画风突变，风暴帝国的玩家想起了前一段时间的那份世界公告，也从那份世界公告之中猜出了一个极其可怕的可能，那就是这艘曲速非洲的主人是天翼。天翼到达了战场，由于这个猜想，原本还兴致勃勃的想要把手中长刀架到巨鹰脖子上的一众风暴帝国玩家，瞬间就变成了超级无敌怂狗巴崽子，钱都不退了，直接就开启了全速，朝着战场之外跑去。然而没有等他们跑出去多远，一道世界公告却是在全世界玩家的耳边响起。世界公告检测到风暴帝国部分玩家在国战之中畏战而逃，对所属国家的军队士气造成了严重的打击，特给予惩罚，所有逃跑玩家国战点数下降500点，如若继续逃跑，每秒钟扣除100点国战点数，停止逃跑行为之后方能截止。听到这声提示音，枫叶帝国的玩家们顿时就变得无比猖獗了起来。哈哈，笑死了我了！一下扣500的国战点数，他们有那么多国战点数扣吗？是啊，他们可没有天翼大佬，也不能通过战争捐款拿到国战点数，这一下子不得给他们痛风了呀！啧，好心疼哟，我都替他们心疼。刚才那个人说已经洗干净了脖子的，上前2步说话，我的长枪想要跟你认识认识。在风暴帝国玩家们扭转战局，重新开启了嘲讽模式之时，秦风的曲速非洲已经从黑洞之中走了出来，并且完成了减速。嘎吱一声，曲速非洲之上的能量防护屏障打开了，秦风缓缓从非洲之中走出，站在了非洲的船头之上。站定之后，秦风目光向下横扫，搜索着风暴帝国玩家以及 NPC 所在的位置。曲速非洲的速度虽然很快，但是身处于其中的时候是无法感知到外面的情况的，而战场的形势又无比的复杂，两方人马早就焦灼在了一起，不好好确定一下敌人所在的方位，贸然就砸下去。先不说会不会砸死己方的士兵和玩家，秦风也不关心这个，要是拖延了自己杀兵刷点的速度，可就是天大的罪过了。想到这里之后，秦风就直接展开了而自己的精神力，搜寻起了风暴帝国士兵和玩家最为密集的地方。嗡，无形的波动在战场之上，每个人的心头泛起。场间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一股子深远的如同黑渊一般的精神力，正在扫视着他们。在这股子精神力的扫视之下，这些人均生出了同样的感觉，我靠，我特么的怎么感觉自己被看穿了？不由得，这些人的目光便聚集到了秦风的身上，其中甚至还有一些胆子大的玩家打开了自己的探查之眼，查看起了站在船头那人的信息。不看不要紧，一看之下，他们直接就懵逼在了原地。只见探查之眼中赫然显示着天翼，职业等级50级，血量 1875W， 蓝量10865，攻击力52479，防御力77490，力量24812，智力5070，体质6230，敏捷5373。我靠，这特么的是人能有的面板！50级的 BOSS 都没有这么离谱吧？枫叶帝国的阵营之中，一个枫叶帝国的玩家直接喊出声儿。看到一脸震惊的小伙伴，站在他身边的一个男子赶忙问道：“怎么回事？”马老师听到同伴的问话，马老师颤颤巍巍地举起了自己的手指，指向了秦风所在的位置，口中喃喃道：“你去看天翼大佬的属性，那特么的根本就不是人。天翼大佬，这船真的是天翼大佬的，我们这次又特么的发了。”一边感慨着，男子带着一脸惊喜的表情打开了自己的探查之眼，抬起了头，将探查之眼对准了秦风。一看之下，男子脸上的表情瞬间就僵硬在了自己的脸上。我靠，这力量值已经特么的快是我的100倍了，这特么的还是人吗？和神域之中的 BOSS 和 NPC 不同，玩家的实力向来都是面板数据的很多倍，因为玩家有天赋，有武器装备，有技能书，有概率判定，有不受血量等因素影响的操作能力，有学到之后就能100%发挥技能全部威力的 BOSS 能力。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两国交战之时，这些最高30多级的玩家才能在多方联手的情况之下，击杀掉高出他们几十级的敌对帝国士兵。有了自己这个参照系之后，玩家们对秦风的战力便有了一个粗浅的认知。50级2万多的力量值，我特么的哭了呀！你一个战士，你哭个锤子哦！我特么发誓，我特么的智力值还不如天翼大佬的零头。你以为就你的主属性不如天翼大佬的零头了吗？你也太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吧！我一坦克体质当不到天翼大佬零头，
我开口了吗？这就是天翼大佬能够越级击杀那么多的 BOSS 的原因吗？我羡慕的膝盖都快软下去了。天翼大佬，我叫你一声爸爸，你敢答应吗？你出生就是默认了哈？那我就叫了。无耻！怎么会有你这么无耻的人？天翼爸爸是你能叫的？那明明是我的爸爸。天翼爸爸，看我是软妹子，我会缩辣惠果。除开这些被秦风属性震惊到的玩家，也有一部分玩家在世界频道之中估计起了秦风到底能打出多少的伤害。我记得天翼大佬好像是这战士啊，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经历5转。如果经历了的话，天翼大佬一击平 A 的伤害还不得上百万。我靠，兄弟，你这话说的有点离谱啊！天翼大佬现在才多少的攻击力啊？你这直接就给他的伤害翻了20倍啊！同意楼上兄弟的说话，就算我们玩家的伤害能力不能用表面上的属性拍判断，但是至少也是有个度的吧？你这话说的就舔得有些过分喽，建议你改换阵型，到上面和那些人一起去叫爸爸。一群瞎眼的东西，才100万伤害，你们这是再瞧睡不起？就这么说吧，天翼大佬要是一记平 A 打不出1000万点的伤害，我特么直播倒立吃屎！离谱了呀，兄弟，我都替你脸红。同意，我虽然也是个天吹，但是我还是实事求是的，我感觉天翼大佬一记平 A 也就700-800万伤害吧，多了真的有点夸张。多说无益，开盘，我押10万金币，赌天翼大佬能打出超1000万的伤害，不服的就来跟老子对赌。妈的，谁怕谁，老子打架没赢过，但是打赌就从来没怂过。在秦风铁杆粉丝的撺掇之下，一场枫叶帝国玩家之间的赌局就开始了。赌的方式很简单，就看秦风能不能用一记平 A 打出超过1000万点的伤害。最开始的时候，加入到这场赌局的之后，枫叶帝国的玩家，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风暴帝国一边的玩家也嗅着味道赶了过来。他们在这场国战之中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如今既然有了让他们能捞外水的机会，他们又如何愿意放过？于是乎，一场极其庞大的赌局就这么开始了。其中80%的玩家压住秦风的平 A 伤害不会超过1000万，只要20%被称作是天翼脑残粉 SM 天吹的玩家压住了秦风能做到。司马天吹，你们就等着打脸吧！我也不是酸，50级的玩家怎么可能靠一记平 A 打出超1000万的伤害吗？当我们没有防御力吗？呵呵，一群无知的废物，你们根本不懂天翼大佬，垃圾！老子这回把脸给你抽肿！霎时间，世界频道之中顿时就分成了两派，吵得那是个不可开交。就在这些人吵吵嚷嚷的时候，站在曲速非洲上的秦风也确定好了落地的位置。深呼吸一口气，秦风直接就跳下了曲速非洲。在半空之中的时候，秦风还抽出了斩龙之刃握在了手中。随着秦风的不断下落，恐怖的风压得地面上的玩家和 NPC 连头都抬不起。1秒、2秒，漫长的3秒钟时间过去，秦风如同一个天外而来的陨石，重重地砸在了地上。轰隆！巨大的声音伴随着恐怖至极的震荡波，朝着四方蔓延。离得较远的玩家和 NPC 下意识地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2只耳朵，嘴巴东倒西歪地咧开着，被秦风砸地带起来的劲风吹得呼啦啦作响。离得近的那些个倒霉鬼可就惨了，直接就被秦风下落之时那恐怖到了极点的力量给挤压成了一滩肉泥，死死地贴在了地上，拔都拔不起来。没等这些人有所反应，秦风就开杀了。他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斩龙之刃，一边开启幻影替身，召唤出一个个分身狂杀乱砍。2338W，2338W，2338W，赤红的伤害数值条在风暴帝国玩家和 NPC 的脑袋上爆出，一具又一具的尸体倒在了战场之上。死去的玩家回看着伤害计算器，直接就被吓傻了。我尼玛，我是撞鬼了吗？这一刀居然有2338W！片刻过后，发言之人又补了一句，还他妈是真实伤害。看着世界频道之外那名死亡了的风暴帝国的玩家的发言，所有人直接就呆愣在了原地。卧槽，2338W，还他妈的是真实伤害，这是人可以打出来的伤害？人和人之间的差距要不要这么大？天翼大佬这也强的有点太过分了吧？这才多少级啊？真实伤害都出来了，还这么高？我虽然也有真实伤害的技能，但那他妈的技能不是平 A， 我哭了，我要回家。操！天翼大佬朝我们这边过来了，快跑啊！跑什么？你还想不想要你的国战点数了？1秒扣100点，你疯了？我又没说往回跑，我朝枫叶帝国那些巨鹰跑不行吗？一语点醒梦中人，天翼大佬我们打不过，我们还打不过那些个枫叶帝国的巨鹰。兄弟们，冲啊！在天翼大佬把我们弄死之前，先把那些巨鹰拉下来垫背，杀一个不亏，杀2个赚1个，跟这些巨鹰拼了。经过短暂的懵逼之后，风暴帝国的玩家自知无法逃出升天，于是就把杀戮的目标对准了正在看他们笑话的枫叶帝国玩家们。于是乎，战场之上便出现了极其神奇的一幕。在秦风的杀戮之下，风暴帝国的士兵们或慌乱，或整齐地往后方退去，竭力地调整自己的阵型，企图抵挡住秦风的进攻。而那些个风暴帝国的玩家，则是像打了鸡血一般，吼叫着就朝着枫叶帝国玩家所在的位置冲杀而去，状若疯魔。察觉到深州玩家们的异动，秦风淡淡皱眉，但没有太过于在意。在国战之中，击杀了对方阵营的玩家是可以获得大量的国战点数的，一个30级的玩家就能给杀敌之人带去将近10点的国战点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这一次的国战之中，玩家们的屠刀落得最狠辣的地方便是自己的同胞。但秦风却是不同，有了国战指挥官的身份之后，秦风可以说想要多少的国战点数就能够拥有多少的国战点数。于他而言，最为重要的还是通过杀敌来提升自己的血量和灵体强度。想到了这里之后，秦风便没有刻意去搭理那些个风暴帝国的玩家，任由他们冲杀到了枫叶帝国的阵营之中。嘘，2338W，2338W，2338W，
一道道炽烈的刀光在战场之上闪动，一个个风暴帝国的士兵便倒在了秦风的刀下。叮咚，你击杀了风暴帝国的士兵，你获得了110W 点的经验值，你获得了5点的血量，你获得了1点的灵体强度。斩龙之刃获得了1点的灵体强度。叮咚，你击杀了风暴帝国的士兵，你获得了110W 点的经验值，你获得了5点的血量，你获得了1点的灵体强度。斩龙之刃获得了1点的灵体强度。此起彼伏的提示音在秦风的耳朵边上响起，秦风脚下的大地也被血液给染成了猩红色。粗略计算了一下之后，秦风发现地上的鲜血已经足够了，也不犹豫，秦风直接就发动了他面对群体敌人之时最为强力的技能猩红之刃。一瞬间，恐怖的气息以秦风为原点扩散向了四周。下一刻，整整153600把猩红之刃被1024个秦风凝聚而出。嗡嗡嗡嗡嗡，令人耳朵酸痒难耐的声音在战场之中响起，使得每一个听到这声音的风暴帝国士兵都在不经意之间抬起了自己的手，想要把耳朵给捂住。可是这一切都只会是徒劳，猩红之刃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他们同时震动发出的声音根本就不是那2只单薄的肉掌可以阻挡得了的。1秒2秒，无数猩红之刃从战场之中朝着秦风本尊所在的方向汇聚。短短3秒过后，一朵无比庞大的血色莲花便出现在了战场之中。看到了这朵血色的莲花，战场之中所有人都被定在了原地。从秦风崛起之时开始，这朵血色莲花就一直是秦风的标志性技能，也是死亡的代名词。只要这朵血色的莲花一出现，就意味着没有人能够逃脱秦风的制裁。完犊子了，风暴帝国这支军队要没了！哈哈，地库里那些军团的遭遇就要在风暴帝国军团的身上再度上演了吗？我现在已经不想着能从国战之中拿到国战点数了，我只想天意大佬能够早点毁灭风暴帝国，让我能重新选择国家。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机会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好好珍惜。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会选择枫叶帝国。如果非要有一个原因的话，只能是天意大佬。天意大佬，来结果我吧！我不想继续绝望了。似乎是听到了风暴帝国玩家们的哀嚎，那朵血色的莲花瞬间绽放，恐怖的利刃以莲花的花蕊为圆心，以5000米的距离为半径，朝着四面八方便射了出去。嘘嘘嘘嘘嘘嘘，恐怖的利刃船头肉体的声音在战场之上响起，一道道赤红的伤害数值条在一个个玩家或是 NPC 的脑袋之上闪现。3507W 3507W 3507W， 升级到了11级之后，每一把猩红之刃都能够继承秦风150%的攻击力。在猩红之力之力、10倍爆伤以及其他增伤效果的加持之下，每一把猩红之刃都能够造成3507万点的真实伤害。在如此恐怖的真实伤害的面前，根本就没有一个玩家或者是 NPC 小兵能够扛得住第二刀。战场之上，只见滚滚人头掉落，猩红的血液瞬间就汇聚成了滚滚湍流，将整个战场变成了血色的海洋。叮咚，你击杀了风暴帝国的玩家 Hasaki， 你获得了20点的国战点数，你获得了20万的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风暴帝国的士兵，你获得了120W 点的经验值，你获得了1点的国战点数，你获得了5点的血量，你获得了1点的灵体强度。斩龙之刃获得1点的灵体强度。嘘嘘嘘嘘嘘，伴随着猩红之刃不断穿透一具具肉体，系统的提示音壮阔如海潮，叮叮当当在秦风的耳边响个不停。听着这些提示音，秦风心中非常的愉悦。击杀一个风暴帝国的士兵，他就能获得5点的血量。此时的战场之中，有着将近200万的风暴帝国士兵，只要将他们全部杀光，秦风就能够获得1000万的血量。想到这里的时候，秦风眼底的凶光顿时就更加浓郁。他轻轻地勾起手指，口中断喝道：“收！”一声令下，153600把猩红之刃直接就倒飞了回来，旋转着回到了秦风的头顶。这些猩红之刃的速度奇快无比，如果不是他们飞回来之时所带起来的那长长的血线，以及倒在地上的一具具尸体，基本上就没有人可以看出来这些猩红之刃的飞行轨迹。嗡嗡嗡嗡，恐怖的声音再度响起，秦风带着头顶上的猩红之刃发动了斩龙闪，闪进了人多的位置继续收割。看到秦风出现在了自己的附近，风暴帝国的士兵顿时就变得无比的绝望。从秦风之前的动作之中，这些人已经看出了秦风就没想过放过他们，一开始就是冲着赶尽杀绝来的。所谓为师必却，如若不然，就会激起反抗之心。在那如同深渊一般的绝望之中，大部分的风暴帝国士兵选择了引颈就戮，但其中也有着一部分疯子选择了困兽之斗。然而，当这些忘却了生死的人将一道道攻击打在了秦风的身上之后，更大的绝望却是降临到了他们的心中。只见他们所发出的那一道道赌上了性命的攻击，居然连破坏秦风的衣服、吹起秦风发丝的能力都没有，就像是愤怒的小孩子扬起了一把尘土，满含怨怼的打向毁灭了他家国的那从无敌恐惧之中钻出来的灭世巨兽。这特马的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啊？风暴之神，您为何要抛弃你的信徒？我们难道不是大海域风暴的子民吗？风暴之神，你为什么不降下你的神法，毁灭了这个恶魔？哒哒哒哒，一连串武器掉落在地上的声音响起，一个个绝望的风暴帝国士兵跪在了地上，祈求风暴之神的回应。可是他们的神并没有回应他们，回应他们的是秦风的猩红之刃。只见战场之中，那朵恐怖的血色莲花再度闪耀着绽放开来，一瞬间，整个战场的天空都被染成了血红色。嘘嘘嘘嘘嘘，与之前如出一辙的声音再度响起，将一个个或呆愣在原地，或跪在地上祈求的风暴帝国士兵穿成了筛子。看着自己的士兵被秦风宰小鸡一样的乱杀，风暴帝国的2路联军统帅心都快凉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不但毁灭枫叶帝国的军队变成了一件不现实的事情，就连带着大军安全返回也变成了一种奢望。不过奢望归奢望，这位统帅也想挣扎一下，他从传讯兵的手中抢来了退兵的号角，
鼓起来腮帮子，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将之吹响了。呜！一声巨大的响动蔓延开来。听到这声号角之后，风暴帝国的士兵便丢下了武器，慌不择路就开始逃亡。可是追杀他们的敌人是秦风。早在入侵地窟斩杀塔格拉玛之前，秦风就利用塔格拉玛的军团磨练出了一种灭杀逃兵的方法。看到这些四散而逃的士兵，秦风淡淡一笑，一边操控着猩红之刃狂杀，一边开启了一个许久都未曾动用过的技能狂猎。叮咚，你开启了狂猎者套装的套装效果，你获得了狂猎效果，你的冷却缩减 100%， 持续30秒。提示音刚一在秦风的耳边响起，秦风便开始召唤分身，刷刷刷刷刷，一个个分身窜出，转瞬之间，战场之上便出现了10240个秦风。下一刻，一连10朵血色的莲花出现在了战场的上空，巨大的嗡鸣之声响起，将风暴帝国所有的士兵都拉进了无间地狱之中。嘘嘘嘘嘘嘘，同一时间，10朵血色莲花爆发，将150多万把猩红之刃射了出去。这些猩红之刃多的像是过境的蝗虫，所过之处寸草不生，留下来的只有破败不堪的尸体以及流血飘出的土地。几秒钟过后，这些猩红之刃盖住了整个战场。从这些密密麻麻的利刃的缝隙之中，眼力好的人可以看到残肢断躯。唰的一声，猩红之刃倒卷而回，为那些侥幸存活下来的士兵送上了一次临时体验。叮咚，你击杀了风暴帝国的士兵，你获得了 120W 点的经验值，你获得1点的国战点数，你获得5点的血量值，你获得1点的灵体强度。斩龙之刃获得1点的灵体强度。叮咚，你击杀了风暴帝国的士兵，你获得了 120W 点的经验值，你获得1点的国战点数，你获得5点的血量值，你获得1点的灵体强度。斩龙之刃获得1点的灵体强度。听着这些个提示音，秦风一挥手驱散了这些猩红之刃以及自己的分身，而后他轻轻地抬起了自己的右腿，往前迈了一步。斩龙闪瞬间发动，秦风来到了风暴帝国军团的就地的中间，来到了那位面色惨白如同刷了白漆的强面的统帅面前。你是个恶魔，你不得好！统帅话音未落，秦风手中的斩龙之刃便穿透了他的胸膛，赤红的血条爆出，将这个身躯破败的将军送回了黑渊之中。叮咚，你击杀了风暴帝国2路联军统帅风暴帝国大皇子莫迪哈布斯堡，你获得5000W 经验值，你获得50W 点的国战点数。风暴帝国对你的好感度下降100点，当前好感度负600点，当前关系绝对恐惧。听到这声提示音，秦风淡然地抽出了插在莫迪身上的斩龙之刃，又用对方的衣服擦拭了斩龙之刃上的血迹。做完这一切之后，秦风才转过头，朝着枫叶帝国所在的位置走去，因为在那里还有一些割风暴帝国的玩家等着他去杀。和风暴帝国的士兵们比起来，玩家们提供的经验值虽然少了一点点，但是蚊子腿再小也是肉。吃完了大餐之后，秦风也不拒绝来一点饭后茶点。很快，秦风便回到了风暴帝国的军阵之中，也不说话，秦风提起斩龙之刃就开始杀，将一个个的风暴帝国的玩家送回了复活点之中。叮咚，你击杀了风暴帝国的玩家，喜欢登丢狼的杰哥，你获得了20点的国战点数，你获得了25万的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风暴帝国的玩家，冰冰就是迅拉，你获得了20点的国战点数，你获得了25万的经验值。叮咚，你击杀了风暴帝国的玩家，听说你很勇哦，你获得了20点的国战点数，你获得了25万的经验值。看着秦风开始杀人之后，枫叶帝国的一众玩家才从此前的震惊之中苏醒了过来，他们赶忙冲向了风暴帝国的玩家，和秦风抢起了人头。很快，这群残存的风暴帝国玩家就被杀光了。此时，枫叶帝国的2路大军统领，也就是席勒，紧赶慢赶，终于是走到了秦风的身边。属下参见天意大公，大公万福金安，大公威震天下，大公。秦风摆了摆手，制止了席勒的吹嘘。比起在这里听席勒吹捧自己，秦风更想早日赶到风暴帝国的王都，灭掉任务之中的最后那2支军团。叫你的人打扫战场，打扫完了之后，记得把收集而来的物资都送到了我的领地之中去。听到秦风命令，席勒根本就没有去想着命令符不符合帝国的规定，头都没有抬便答应了下来。属下遵命，一定会把战场打扫得干干净净，不会漏掉任何一点的东西。赶快去做吧。秦风淡淡说了一句之后，转身便朝着风暴帝国王都所在的位置而去了。一边走，秦风一边在意识空间之中联系泰兰德，让对方使用曲速飞舟，集合领地之内所有的兵力，朝风暴帝国的王都进发。后者非常听话的答应了下来，照着秦风的吩咐就去做了。看着秦风远去的背影，风暴帝国阵营之中的那些个玩家们，一个二个面色才缓和了下来。不要看他们每天在世界频道之中要死要活的说着要去当秦风的舔狗，但当他们真的在游戏之中遇到了秦风的那一刻，他们却是不遇上女同学的初哥还要羞涩。别说大着胆子提要求让秦风同意他们当舔狗了，就连跟秦风说话的勇气他们都是没有的。啊，天意大佬好帅啊，好有男人味儿，我差点直接就谢了。呵呵，女人，我呸！女人，你也不看看你是什么调样，就你那模样，配对着天意大佬思春？上，姐妹们，打死这个侮辱了我们男神的小贱人！砰砰砰砰，一顿狂殴之后，场面逐渐平息。一个个痴女们收起了即将要脱口而出的话，将对秦风的崇拜和仰慕深深地埋进了自己的心中。等待着午夜梦回之时，摸索着倩倩手指，再次重温秦风今日那举世无双的英姿。除开这一些个被秦风绝世英姿迷得神魂颠倒的女人们，数量最为巨大的那一批天吹，则是被秦风的绝强杀力所征服的。我收回我之前的话，并向大家道歉。经过我的惨死，我证明了一个事实：天意大佬的确能够打出1000万之上的伤害。+1，我也认赌服输。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天意大佬的铁杆粉丝了。谁要是敢说天意大佬半个字的不是，老子第一个砍死他！我好后悔，我今天明明有机会被天意大佬亲手杀死的，
但是我居然往后退了一步，我痛啊！哈哈，楼上的兄弟，我同情你，不过你也别羡慕我，毕竟被天翼大佬亲手杀死这种殊荣，可不是一般人可以享受得了的。从游戏刚开始，我就看出天翼大佬将成为全球神域玩家之中的第一人了。当时还有人不相信我，说我吹牛逼的，打脸了吧？兄弟，英雄所见略同啊！早在一次野外相见之时，我就从天翼大佬那特殊的撒尿姿势之中看出了这一点。我当时就想，这姿势必然是人中龙凤，离大谱啊！撒尿姿势都来了，还是老哥会整活。我是风暴帝国的玩家，我现在心中只想着一件事儿，就是盼着天翼大佬能够早点把风暴帝国灭了。我身在刘营心在曹，请叫我曹贼。在玩家们欢天喜地的在世界频道之中吹水的时候，秦风已然踏上了曲速飞舟，朝着风暴帝国的王都而去了。大概在半个多小时之后，秦风和他的军队就会抵达风暴帝国的王都马赛城，为风暴帝国敲响灭亡的丧钟。风暴帝国王都马赛城皇宫，班图哈布斯堡捂着自己的胸口，眉头蹙得紧紧的。几分钟之前，他感觉到了莫迪的死亡，那是他最为中意的儿子，是继承他皇位的绝佳人选。为了培养莫迪，班图费尽了心思。在莫迪成年的那一刻，班图便将莫迪送到了军队之中，对其进行历练。这么多年过去了，在班图的注视之下，莫迪终于成长为了一个完美继承了哈布斯堡家族家风的男人，也成为了班图苟延残喘于这世间的最后慰藉。可此刻，他的继承人却是死了。想着自己儿子魏寒的尸骨，班图紧紧地握住拳头，啪的一下就砸在了面前的桌案之上。桌案应声碎裂，变成一堆碎木掉在地上，就像是班图那碎裂的心。不过班图毕竟是个皇帝，心中即便有再多发不出的痛苦，他都需要忍着。长出了一口气，班图毅然决然地走向了皇宫之中的大殿。进入大殿之后，班图先是朝着祖先留下的那把铁王座拜了拜，而后便走到了铁王座之后，手指伸向了一个开关。看到班图的动作，一直守着他的那个老者诞生开口说话了：“陛下，我们还有禁卫军，您要不再考虑一下？”听到老者的话，班图缓缓摇了摇头，说道：“飓风军团和200多万的士兵都挡不住他，禁卫军又怎么可能阻止得了他？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班图的神情有些落寞，但眼神之中却透露着毅然决然的坚定。自从他的军队进入了洛萨行省之后，不到半天的功夫，整个洛萨行省就落到了他的掌控之中。照这个速度下去，估计不超过10天，整个风暴帝国就会成为他的私产。说到这里的时候，班图眸子里似乎是燃起了一团火。这是我的帝国，是我哈布斯堡家族的帝国，我就是把它毁掉，我也不会让任何人占有它。听到这话，老者暗自叹了口气，缓缓开口说道：“陛下，要不让老臣先去吧？若是老臣幸运，能够拦下他1、2，陛下就能继续管理着偌大的帝国，继续为哈布斯堡家族延续血脉。若是老臣辱没了使命，陛下，您再来开启这铁王座也不迟啊。”听到老者的话，班图的眸子之中出现了一抹不忍神色，他犹豫着回过了头，看向了这个从小时候就一直守在自己身边的人。是啊，他还没有走到绝路，他还有克劳威尔这个神阶2段的风暴使者。那就拜托克劳威尔先生了。克劳威尔淡淡笑了笑，缓声道：“谨遵陛下旨意。”在风暴帝国皇宫这对君臣对话的时候，秦风领地之中的大军也动了起来。在接到了秦风的命令之后，泰兰德便带着大军不计代价地利用洛萨行省的次元传送装置回到了秦风的领地之中。达到了领地之后，泰兰德以最快的速度集结了部队，将所有的战士全部装进了曲速飞舟之中。这其中有55万头女猎手、25000头巨熊德鲁伊、3万头角鹰骑士以及25000头小鹿。生产需要时间，只带了生产出来的以及之前的士兵。士兵的总数达到了恐怖的63万。除开这些士兵之外，泰兰德还把整整7000多门魔导大炮塞进了2座曲速飞舟之中，并为每一门的魔导大炮配备了100发魔导大炮专用能量金块。做完了这一切之后，泰兰德便控制着这34艘曲速飞舟，朝着风暴帝国王都的位置而去了。巨大的空间波动泛起，秦风领地的天空之中出现了34个巨大的黑洞，一艘艘曲速飞舟缓缓钻进了黑洞之中，消失了。20多分钟之后，风暴帝国王都，一股恐怖的空间波动在王都一侧的平原之上出现，引得所有的守城士兵都不由自主地抬头看向了那处平原之上的天空。渐渐的，一个黑洞从那空间波动的中心之处浮现出了模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黑洞越来越大，不到3秒钟的功夫，这个黑洞便有了篮球场的大小。看到这一幕，守城的士兵直接就愣住了，莫名的恐惧让冷汗从他们的额头不断往下滴落。这究竟是什么东西？我怎么感觉有东西会从这黑洞里钻出来？快去禀报将军，感觉有敌人！在士兵们的喧嚣声之中，一个巨大的船头从黑洞之中探了出来。没等城墙之上的那些士兵仔细观察这一出现在天上的船头，平原之上的天空之中顿时就出现了另外34个黑洞。我靠！1、2、3、35艘！滴血！滴血！士兵们的喊声越来越大，随后一道无比刺耳的声音响起，整个马赛城都进入到了战争状态之中。叮叮叮叮叮！听着从城墙之上传来的警报之声，班图哈布斯堡的神情骤然一变。这么快？他之前不是还在洛德西高地吗？他的军队不是在洛萨行省吗？怎么这么快就到了？看着皇帝骤变的脸色，克劳威尔似乎看穿了皇帝的心思，他微笑着面对着皇帝，缓声说道：“陛下，既然客人已经到了，那就让老臣去迎接吧。”班图脸上阴晴不定，半晌之后，他才点了点头：“那就有劳先生了。”克劳威尔淡淡摆手，而后便离开了大殿，朝着马赛城的城墙而去。在克劳威尔走后，班图哈布斯堡一脸阴沉地走到了铁王座之后，毫不犹豫地便按下了那个开关。此前，在克劳威尔给出那个提议之时，班图确实非常的动心。如果不是被逼到了绝路之上，
他说什么都不会动用那股力量的。但此时秦风和他军队的到场，却是让班图改变了主意。班图不认为克劳威尔可以挡住秦风，这没有任何可以解释的理由，只是一股无比强烈的直觉。嘎吱一声，铁王座裂开成了两半，一个漆黑的宝珠出现在了班图的视线之中。哗啦，班图抽出腰间别着的匕首，划破了自己的手掌，将自己的鲜血滴到了那颗宝石之上。铮！金铁之声响起，一道邪异的光芒闪过，班图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了下去。话分两头，再说回秦风这边。此时那35艘驱速飞船已经彻底从黑洞之中钻了出来。刷刷刷刷刷，一道道光芒闪过，马赛城一侧的平原之上便出现了整整63万大军，7000门魔导大炮以及7个气势汹汹英雄。片刻功夫过后，大军便完成了阵型的调整。看到这一幕，站在曲速飞船船头的秦风举起了手中的斩龙之刃，对着面前的马赛城喊了一声：“开炮！”话音落下，整整7000门魔导大炮便在同一时刻咆哮了起来。轰轰轰轰轰轰，一颗颗魔导炮弹朝着马赛城的城头便砸了过去，撞在马赛城的能量防御屏障之上，散落成了漫天能量碎屑。1500W 1500W 1500W， 一道道伤害数值条在秦风面前闪过，马赛城的能量防御屏障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薄。在如此强度的攻击之下，不超过10秒钟，这座王城的城墙就将被彻底轰塌。开启最大防御攻略。东133号导能窗出现能量缺口，需要能量金块。能量金块不足，能量金块不足。东077号导能窗破损，需要修复。东077号导能窗已彻底损坏，无法修复，无法修复。全体注意，能量屏障就要撑不住了，准备近身战。看着漫天的炮火，城墙之上的一个禁卫军士兵握住长枪的手止不住地发起了抖来。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心理素质差，但凡能够被选为禁卫军战士的，都拥有着极其强大的战力和远超常人的心理素质。不过，心理素质再强的人也是有承受极限的，压力一旦超过了这个极限，他们就会变得和普通人一样，无力而绝望。咚咚咚，士兵的心脏像是被重锤敲打的鼓面，在拥堵的胸腔之中剧烈跳动着。粗重的呼吸声响起，耳朵里也虚空声雷，生发出阵阵令人头晕目眩的嗡鸣。时间残忍而又决绝的流逝，厚大的能量防护屏障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薄变弱。终于，随着最后一根稻草的落下，整个防御屏障连同着埋藏在城墙和地底的导能回路骤然炸碎成了粉尘。巨大的烟尘像是龙卷，裹住士兵被炸碎的尸体，盘旋着就往天空之上窜去。城破了，准备近身战，不要单打独斗，保持警惕，保持冷静，保持阵型，堵住缺口，不要让那群巨熊从缺口上冲进来。快来支援，我们顶不住了，顶不住就自爆，拿命换也要把阵线给老子守住了。马赛城的能量防御屏障刚被攻破的那一刹那，秦风手下的巨熊德鲁伊们便在一瞬间完成了变熊。在泰兰德的指挥之下，他们分出了将近2000的兵力，从正面发起进攻。在这2000头巨熊的牵制之下，禁卫军近乎所有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住了，而这也就为泰兰德的空投计划创造了契机。绝鹰骑士团执行空投计划，将所有巨熊德鲁伊全部投放到马赛城之中。话音落下，23000头角鹰骑士瞬间就抓起了23000头巨熊，在剩下的7000头角鹰骑士的护卫之下，朝着马赛城便飞了过去。霎时间，一片黑云出现在了马赛城的上空，让每一个看到这一幕的士兵都不由得胆战心惊。只可惜的是，此时的禁卫军已经被地面上的那2000头巨熊牵扯住了，他们没法腾出手来，组织起有力的防御手段，组织角鹰骑士团的行动。轰轰轰轰轰轰，一头头巨熊被角鹰骑士从天空之上扔了下来，将本就破败不堪的城墙和哨塔砸了个稀烂。其中还有一些个倒霉的士兵，更是被这些巨熊一屁股做成了肉泥。得益于强大的体魄和防御能力，被角鹰骑士从空中丢下来之后，这些巨熊晃了晃脑袋，调整了一下姿势之后，就进入到了战斗之中，丝毫不受重摔的影响。吼吼吼吼吼吼！巨大的熊吼之声在战场之中响起，秦风耳畔出现了一道道提示音。叮咚，你的巨熊德鲁伊发动了技能狂暴，巨熊德鲁伊丧失了50%的智能，获得了500%的伤害提升，获得300%的攻击速度加成。叮咚，你的巨熊德鲁伊发动了技能鼓舞，你的军队获得鼓舞 buff 叠加，总计提升798%移动速度、攻击速度426%攻击力提升。此 buff 数量越多，效果越小，具有边际效应。叮咚，泰兰德开启了强击光环，你的军队获得攻击力加成，提升为30%。叮咚，萨勒芬妮开启了荆棘光环，你的军队获得反伤 buff， 反伤效果为25%。叮咚，大家开启了和风守护，你的军队获得护盾，护盾值为5000W， 持续5分钟。随着这些提示音的响起，本就巨大的巨熊又膨胀了将近2倍，直接就变成了一头头堪比克莫拉多巨龙的战争巨兽。啪啪啪啪啪！得到了英雄们的强化过后，巨熊们的巴掌愈发有力，轻轻一拍都不用叠加伤口撕裂的效果，就能将城墙之上的禁卫军士兵给拍碎成渣子。除开这些巨熊，盘旋在城头天空之中的角鹰骑士们也跟抽了风似的，将一根根羽箭射向了地面。叮咚，你的巨熊德鲁伊杀死了风暴帝国禁卫军士兵，你获得了130W 点的经验值，你获得2点的国战点数。叮咚，你的角鹰骑士杀死了风暴帝国禁卫军士兵，你获得了130W 点的经验值，你获得2点的国战点数。很快，城门处的士兵就被巨熊和角鹰骑士给清理完了。轰轰轰，一头头巨熊疯狂地撞击钢铁铸就的城门，嘎吱嘎吱，一道道令人牙酸的声音响起，钢铁城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弯曲变形，最终被巨熊德鲁伊们撞飞了出去。就此，
马赛城东面的城门被攻破了。几乎在同一时刻，另外4个方向的城墙也被攻破了。看到这一幕，远处督战的泰兰德吹响了总攻的号角。号角之声响起，整整55万头女猎手便化成了4道黑色的洪流，朝着城门便冲了过去。这些女猎手的速度非常之快，不到4秒钟的功夫，她们便冲进了马赛城之中，和退守第2道防线的禁卫军士兵展开了巷战。在这些女猎手之后，25000头蹦蹦跳跳的傻狍子，迈着欢快的步伐，蹦跳着进入了城中。他们将一团团墨绿色的能量打向了那些个负隅顽抗的士兵，将之变成了人畜无害的羔羊。而后，一根根标枪带着墨绿色的轨迹，精准无比地扎在了这些羔羊的脑门上，给他们戴上了一顶绿色的高帽子。在秦风4大兵种的合力进攻之下，禁卫军节节败退，很快便退到了内城城墙附近。如果照着这样的速度继续下去，不超过3分钟，内城的城墙就将被攻破，风暴帝国的皇宫就将彻底暴露在秦风大军的铁蹄之下。可就在这个时候，整座马赛城却发出了阵阵夺人眼目的蓝色闪光。外城被攻破之前，皇宫的大殿，呼！班图喘着粗气，看着那颗由于吸饱了血气，从漆黑变成了赤红的宝石。此时，他的身躯已经干枯的像是凋零了100年的枯木，但在他那双老迈的眸子里，却闪烁着比火山之中的岩浆还要热烈的癫狂。从7万多年之前，风暴帝国建立在这片大地之上的那一刻起，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就背负上了一个不可能被破除的诅咒。这个诅咒不但会时时刻刻吞噬主体的血肉，还会让主体在死亡之后变成一头只有杀戮本能的野兽。为了不让这些个杀戮机器破坏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基础，也为了给哈布斯堡家族的后人留下一个与敌人玉石俱焚的后手，风暴帝国的开国皇帝接纳了自身的诅咒，并与诅咒的源头亡灵大军齐格、加洛伦达成了协议。他将那些随他攻入马赛城的战士全部献祭给了亡灵大军齐格、加洛伦，并要求自己之后的继承者把所有死亡了的哈苏斯堡族人送进亡灵之城阿拉克塞之中。作为回报，亡灵大军也将亡灵之城阿拉克塞的投影封印在了一颗湮灭宝石之中，送给了第1代哈布斯堡。只要哈布斯堡的后人认为眼下的危机无法解除，就能够通过献祭自己的血脉和灵魂，激活这颗湮灭宝石里的投影，将亡灵之城阿拉克塞拉到现实之中来。届时，在亡灵之城里积累了7万多年的不死者们，就会降临到这个世界之中，摧毁连带着哈布斯堡家族成员在内的所有出现在感知范围之内的活物。是你在呼唤我？宏大的声音在大殿之中响起，伴随着这道声音，一个宏伟的城池投影也出现在了班图哈布斯堡的视线之中。是，嗨嗨，是我。为何呼唤我？从你即位那天听到这个秘密之时开始，你不是很厌恶我的存在吗？听着亡灵之城阿拉克塞的问话，班图笑了笑，但这笑容之中却带着满满的戾气。不，我从来就没有厌恶过你，那是憎恨。我憎恨着连同你在内的所有人，包括我那位先祖，所谓的风暴之神。说到这里的时候，班图脸上的神情突然变得凄惨了起来。不，你还不能算人，你只是一座早就应该被毁灭了的、该死1万遍的用石头和枯骨堆砌起来的废墟。你既然这么的痛恨我，为什么还要召唤我？你难道不清楚这样做的代价？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我亲手把我的妻子，也是她妹妹，我的女儿，还有我的父亲送了进去，我又怎么可能不知道？班图用枯败的手掌捂住了自己的脸，似是在痛哭，不过他的眼睛里已经不能留下哪怕是半点的泪水。你既然清楚，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我不理解。亡灵之城阿拉克塞的头影颤动着，似乎是在思考。你不需要去理解，你只需要按照那份该死的契约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尽情去扩散。来吧，吞掉我，吞掉我，你就可以降临。班图哈布斯堡用尽最后的力气发出一声嘶吼，而后他的身上亮起了一道黑色的幽光，那是被诅咒侵蚀了173年的灵魂。嗡嗡嗡嗡，亡灵之城阿拉克塞的头影震动，而后一股强大的吸力生出，吸扯着班图的灵魂，毫不费力的便将其扯碎并吸收掉了。轰的一声低响，班图枯败的躯体瞬间化作齑粉，飘扬在了大殿之中。马赛城风暴之塔，察觉到大殿之中的变化，克劳威尔淡淡叹了一口气：“陛下，您的子孙终究没有超脱诅咒。他……片刻功夫过后，克劳威尔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他释然地看向了塔顶中央的那个圆盘，抚摸着刻画在这圆盘之上的古老阵法。不过这样也好，至少您的子孙不用再承受这份诅咒的侵蚀了。世人也会明白，您在7万年之前曾为了这个世界做出过多少的牺牲。至于我也可以卸下这份担子，与您在灵界相见了。”说话间，克劳威尔调动起了自身的魔力，灌注进了眼前圆盘之中，沟通起了其中蕴藏着的庞大神力。淡淡蓝色光芒在这片塔顶空间之中亮起，下一刻，整座魔法塔瞬间被激活，宝塔内壁之中，淡蓝色的魔法回路蜿蜒如龙。在过去的7万年时光之中，为了不让哈布斯堡家族的后人损耗风暴之神，也就是第1代哈布斯堡留下来的力量，克劳威尔一直在消耗自身的神性，弥补亏空。这一消耗就是7万年，使得他的实力从神阶9段跌落到了神阶2段。如今，哈布斯堡家族的最后一位成员已然献祭了自己。世间除了克伦威尔之外，便再无任何人可以动用风暴之神留在这塔中的力量。至此，继续保留这座注定会被毁灭的魔法塔便再无意义。想到这里之后，克劳威尔落寞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陛下，请允许你的仆人借用您的力量，让冒犯者见证雷霆的微光。言罢，整座魔法塔顿时便爆发出了极其强烈的震动。但是这震动只是持续了片刻，便重归了平静。一道道狂暴的能量沿着克劳威尔的手掌疯狂涌入他的躯体之中，一瞬间就让他的实力恢复到了神阶7段。又持续了10几秒钟过后，圆盘之上的魔法回路暗淡了下去。不过，这并非是蕴藏在其中的能量被抽干了，而是克劳威尔已经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无法再抽取其中蕴藏着的力量。睁！克劳威尔睁开了自己的眼睛，霎时间，虚空生电，平地响雷，整座马赛城都闪烁起了耀目的蓝色光芒。察觉到脚下城市的异样，泰兰德心中陡然升起了无穷无尽的危机感。在这危机感的驱使之下，泰兰德下意识的就要在意识空间之中大喊，让城中的军队赶紧撤离。可未等他有所动作，一只强有力的手却是搭在了他的肩膀之上。别慌！感受着肩膀之上那只强有力的大手，泰兰德心中的恐惧顿时就被驱散了。好的，我的主人。秦风凝望着远处的魔法塔，淡声说道：其他的事情你们不用去管，把城里的这些杂兵全部清理掉就行，剩下的东西我会亲自去处理。此前秦风之所以一直待在曲速非洲的船头，为的就是搜寻风暴使徒所在的位置，而不是为了装个逼。在秦风潜意识的记忆之中，风暴帝国王都这一战不仅出现了传说之中的不死者军团，还出现了一个有着神阶9段实力的风暴使徒。只不过由于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一战，秦风不知道那个风暴使徒会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走出来。眼下这战场之中既然已经出现了雷电的闪光，那就意味着那位风暴使徒动手了。秦风自然就没有继续观望下去，而是直接进入到了战场之中。交代完任务之后，秦风直接展开了自己的精神力，朝着雷霆最为浓郁的地方就蔓延了过去。很快，秦风就发现了身处于魔法塔之中的克劳威尔。在秦风发现克劳威尔的那一刻，克劳威尔也察觉到了有一股异常庞大的精神力锁定在了自己的身上。不用想，克劳威尔便知道了这股精神力的主人就是那位传说之中的天翼大公。也不犹豫，克劳威尔直接就催动了雷霆全能。霎时间，恐怖的雷鸣之中在战场之中响起，马赛城上空的天空顿时乌云遍布，而城池的地面之上也出现了蓝色的巨大裂痕。轰！一道轰天动地的雷鸣之声响起，蓝色的闪电从天空和地下爆出，就要在马赛城之中的所有神灵轰碎成为齑粉。看到这一幕，秦风勃然大怒。轰风暴帝国的兵也就罢了，秦风最多少一点经验值和国战点数，以及一点点的装备。但是秦风的那些个士兵可是他花了将近1万亿金币才搞出来的，打狗还要看主人，克劳威尔这般招呼都不打一个，就要恃强凌弱，仗势欺人。秦风也就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告诉克劳威尔什么才是真正的碾压。想到这里之后，秦风直接就开启了猩红国度。叮咚，你发动你猩红主宰专属技能猩红国度，你召唤出来猩红国度，当前覆盖范围5万码，范围随等阶提升而提升，持续30秒。处于领域之内时，获得权柄锁闭能力，每锁闭一种权柄，消耗2万点生命值。提示音响起的那一刹那，恐怖的血气便自虚空之中翻涌而起，将整个马赛城都给笼罩了进去。这些血气霸道到了极点，所到之处墙倒屋塌，击飞弹打。呼呼呼！猩红国度降临之后，此处战场明明没有狂风，但每一个身处于此地的人都感觉到了身周有极其狂暴的气体在流动，那是秦风召唤出来的血气。须臾之间，这些翻涌着的血气便找上了那些个炸开的幽蓝色闪电，刺啦刺啦！接触上的那一瞬间，这些血气便和闪电湮灭在了一起。察觉到变化，克劳威尔眉角骤然紧锁，他下意识张嘴呢喃了一句：领域，居然是领域，阶位还如此的高，他才多大年纪，怎么就掌握了这种层次的力量？不过诧异归诧异，在庞大神力的支撑之下，他有信心在这血气的领域之中和那位天翼大公掰一掰腕子。一念及此，克劳威尔全力催动了自身所拥有的雷霆权柄，无数道雷电瞬间被他召唤了出来。操控着这些雷电，克劳威尔竭尽全力去湮灭那些狂暴的血气。可就在此时，整个血色空间之中却是响起了一道宛如帝皇律令的声音：此处禁止雷霆一时。话音落下的那一刻，血色国度之内的血气数量骤然暴涨，狂暴程度也比之前强大了无数倍。下一刻，一条条漆黑的锁链从这些血气之中生出，陡然射向了魔法塔之中的克劳威尔。没等克劳威尔有所反应，这些锁链便捅进了克劳威尔的躯体之中。哗啦哗啦，一道道刺耳的声音在克劳威尔的脑海之中响起。克劳威尔感觉到自己身体之中像是有什么东西被这些锁链的捆绑住了。下一刻，紧随着扑啦一声，这些没有实质的锁链从克劳威尔的躯体之中拉出一个虚幻的光影。光影刚一被拉出，克劳威尔便发现自己失去了对于雷霆的掌控能力。叮咚，你消耗了2万点的生命值，锁闭了克劳威尔的权柄雷霆意识。听到耳畔的这声提示音，秦风淡淡一笑，而后便开始爆重。叮咚，你使用了斩龙之刃的附加技能刀之灵，你获得移动速度提升500%，攻击速度提升500%，神经反射速度提升200%，动态视觉提升500%，异常状态抗性提升500%，免疫灵魂伤害，持续10分钟。叮咚，你消耗了10%最大生命值，你开启了猩红之力，你获得500%攻击力提升，你获得真实伤害能力。叮咚，你发动了专属技能暴血，开启1度暴血，获得2倍全属性增幅，血量上限提升，当前血量不享受增幅，血量下降一半，持续30分钟，结束后将面临6个小时的虚弱期，可以通过再度暴血解除。提示音落下，秦风的实力暴涨128倍，紧握着手中的斩龙之刃，斜斩向脚下的地面。刀刃刚一落到半程的时候，秦风骤然发动了斩龙闪，出现在了那座魔法塔的顶层之中。嘘，一道利刃破开肉体的声音响起，随之而起的是一道恐怖到了极点的伤害数值条，29.9亿。叮咚，你对克劳威尔造成了29.9亿的伤害，你获得13.4亿生命值恢复，5阶称号嗜血修罗吸血，45%。提示音落下的瞬间，粗大的血线从克劳威尔的胸膛之上爆出，感受着这整整7万年来都没有感受到的巨大痛楚，克劳威尔的心中骤然爆出了无比强烈的危机感。
能对付领域的只有领域。一念及此，克劳威尔先是和秦风拉开了距离，而后直接张开了领域风暴之国。严格来说，这个领域并非是克劳威尔所有的，他之所以能动用这个领域的力量，主要还是因为他是风暴之神的使者，能够短时间的借用风暴之神的位格，从而才能使用这等至尊等阶的领域力量。在神域之中，领域有大小之分，神阶之强者所拥有的被称之为小领域，在这种领域之中，领域的拥有者会得到巨幅的战力加持，而神阶之上强者所拥有的则被称之为大领域。这种领域拥有着改变领域内规则和权柄的力量，是绝强者的象征。秦风的猩红国度便属于后者。同样的，克劳威尔借用风暴之神力量展开的这个领域，同样也是大领域。轰轰轰轰轰轰，一道道比之前更为强大的雷霆炸响，击碎了围绕在秦风身边的血气。叮咚，克劳威尔展开了领域风暴之国。由于位格原因，你的领域猩红国度被全面压制，你失去了锁避权柄的能力。听着耳畔的提示音，秦风并没有半点的意外，毕竟他现在只有50级，对面的克劳威尔却是神阶9段的强者。面对着如此巨大的位格差距，猩红国度再如何的强大，也不能将之抹平。噼啪噼啪，领域被压制下去之后，一道道赤白色的闪电像是雨点一般砸向秦风的身体。这些闪电的声势无比的惊人，且不说直接命中目标，即便只是溢散而出的那些能量，便将魔法塔的外壁轰成了齑粉。可是当这些闪电落到了正主，也就是秦风的身上之后，所起到的作用却是小的不要不要的。在经历过了7度暴血之后，秦风本身的防御力便已经达到了一个极其离谱的程度。而且不要忘了，此时的秦风已然到达了50级，觉醒了他的第5天赋绝对抗性。在这个天赋的加持之下，秦风能够豁免 99% 的任何形式的伤害。12578，防御力削减之后，天赋再削减。12549， 12566，一道道不痛不痒的掉血数据从秦风脑袋上飘出，秦风管都不去管，朝着克劳威尔就杀了过去。炽烈的刀光闪烁，一道道伤口出现在了克劳威尔的身体之上。29.9亿，29.9亿，93亿。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斩龙之刃的附加特效实质，此效果不受任何效果影响。克劳威尔陷入绝对静止状态，持续1秒。2次触发。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斩龙之刃的附加特效次触发原切割，此效果不受任何效果影响。次触发原切割，造成了93亿伤害。3次触发。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斩龙之刃的附加特效断罪，此效果受到克劳威尔阶位影响，当前效果为削减克劳威尔 15% 的防御力， 15% 的异常状态抗性， 15% 的全状态恢复。4次触发。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斩龙之刃附加特效审判，效果判定中，判定成功，受阶位影响，持续时间缩短，以锁避克劳威尔行动，持续2秒。5次触发。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斩龙之刃的附加特效腐蚀，效果判定中，判定失败。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斩龙之刃的附加特效冻灭，效果判定中，判定成功。你抹除了克劳威尔一半最大生命值，克劳威尔生命值损失5330亿。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斩龙之刃的攻击特效绝死，效果判定中，判定失败。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斩龙之刃的攻击特效裁决，效果判定中，判定成功。该效果不受任何效果影响，强行处决开始执行，处决完成。2次触发。注释：决死没有前置条件，判定成功就能直接抹除目标存在，裁决有前置条件，需要目标的生命值在 30% 之下。一连串的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响起，最后一道提示音落下之时，斩龙之刃的刀灵陡然从刀身之中窜出，一口就将克劳威尔整个吞了下去。叮咚，你击杀了风暴帝国守护者神阶9段的风暴使者克劳威尔。劳伦斯，你获得999亿经验值，你获得500万国战点数，你获得5点的血量，你获得1点的灵体强度。斩龙之刃刀灵获得1点的灵体强度。叮咚，你击杀了风暴帝国守护者神阶9段的风暴使者克劳威尔。劳伦斯，斩龙之刃获得1点强化值，当前强化值为2，10000。科莫拉多巨龙神阶人造物，不算强化值。世界公告：检测到华夏大区玩家天意击杀了风暴帝国守护者神阶9段的风暴使者克劳威尔。劳伦斯达成了而首个击杀神阶9段强者的玩家成就，特奖励经验值2000亿点，特奖励神阶武器抽取宝箱 X5，特奖励金币1000亿，特奖励属性点2000点，特奖励幸运点20点。世界公告：检测到华夏大区玩家天意击杀了风暴帝国守护者神阶9段的风暴使者克劳威尔。劳伦斯使华夏大区成为了全球首个击杀了此等阶 BOSS 的大区，特奖励华夏所有大区玩家永久经验加成 buff。 第一大区的王冠效果，经验获取提升 50%。 听着耳畔响起的2道世界通告，感受着自己身上陡然出现了的经验值加成 buff， 华夏大区所有的玩家直接就沸腾了。第一大区的王冠 50% 的经验值加成，我他妈这是要起飞了啊！天意大佬牛逼，天意大佬万岁！我要给大佬立牌位。妈妈问我为什么跪着打游戏，我跟她说这样跪着比较舒服。兄弟们觉得我做的对吗？哈哈，得到了这个 buff 之后，我顺手了宰了一个风暴帝国的小崽子，你猜怎么着？我他妈直接就拿到了15万点的经验值，太他妈的牛逼了！哦，咔咔咔，有了这个 buff， 再加上之前的 buff， 我感觉我很快就会成为神域第一人了。第一人？你在想屁吃？你把天意大佬放在哪里了？对啊，得了个 buff 就疯了。有天意大佬在，你就是升到了90级，你都不是第一人。天意大佬那特么的是人吗？那明明是神好不？兄弟，你解释的要是再慢一点点，我的40米大刀就不好收了。这种逼下次就别装了，
要是胆再污蔑我的天意大佬，老子直接给你来一刀，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信不信？神算什么东西？天意大佬一刀就能弄死一个。要我说，天意大佬就是第5天灾，就是诸神黄昏。第4天灾我知道，这第5天灾是啥呀？没必要纠结那么多，我刚发明的，你只需要知道很牛逼就对了。世界频道之中得了好处的华夏大区老铁们疯狂整活，花式感慨自己要起飞了。不过呢，他们也算比较的有良心，在欢喜于自身得到的 buff 之余，也不忘捎带上秦风，说上2句不要钱的天意大佬牛逼，又或者借助着秦风的名头和战绩，在世界频道之中和其他玩家打口水仗。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玩家都像上述的玩家那么沙雕。神域游戏开服到现在已经快2个月了，在过去的这2个月的时间之中，游戏中也出现了不少或操作强悍或实力出众的玩家。只不过，由于秦风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让这些本应该如群星般闪耀的玩家彻底在大众面前失去了曝光。在秦风独领风骚的高压之下，他们的心情本就郁闷到了极点。今日的这2份世界通告，更是将他们心中的怨气彻底给点燃了。蓝星魔都一座豪宅之中，被称为护上皇的男人愤然推开了游戏舱的舱门，穿过卧室来到了客厅之中。怎么又是那个天意？我充的钱还不够多吗？为什么每一次出风头的都是这个天意？这特么的到底是个什么游戏？还要不要人好好玩？一边说这话，护上皇一边摔着家里的摆件，啪！一个元代的青花瓷瓶碎了，啪！一个6000年前的陶碗碎了，刺啦！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被撕成了破布。一通发泄过后，护上皇总算平静了下来。他拿起了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叫仆人送来了新的摆件。而后，他便气鼓鼓地回到了自己的卧室，躺进了游戏舱之中，关上了舱门。随着一阵熟悉的画面在他的脑海之中闪过，护上皇重新回到了神域世界之中。刚一上线，滴溜溜的私信提示音便响起了。护上皇好奇地点开了这一条私信，查看起了起来。老秦，我们准备干一件大事儿，你有没有想法参加一下？发信的人 ID 叫牛云，正是此前那个被秦风砍的注销账号，跑到了倭国大区的40大盗集团继承人。都有那些人啊，准备干什么？第一个问题暂时保密，反正你迟早都会知道。至于第二个问题吗？嘿嘿，我们准备分析天意崛起的路线，从中寻找可以被我们复制的点。为了做成这件事情，我们筹划了快2个月了，现在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只要你加入进来，你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一员，共享我们发现的一切。看到这里，护上皇直接就呆住了。游戏开服到现在，护上皇被秦风打击的次数没有100也有80。早在很久之前，他就寻思过搜集资料，把秦风走过的路复制一遍，只可惜此事的难度太大，他没有成功。如今听到了牛云胸有成竹的表示要重演此事，还有了一定的成果，护上皇顿时就来了兴趣。你真做成了？到什么程度了？我们真的可以复制？这个你就别问了，在你加入我们之前，这些都是需要保密的。好了，不跟你扯东扯西的了，你来不来吧？给句痛快话，不来的话，我就去找其他的人了。看到私信栏之中的这行文字，护上皇略微思索了一番之后，便答应了下来。行，我答应你了，我加入。好，你等我通知，召集到足够的人手之后，我们会有个线上会议，我们会在线上会议之中公布我们的研究成果，你记得来参加。我等你。对话结束，护上皇退出了对话框，看向了眼前瑰丽万分的神域世界。此时的他虽然不清楚牛云的自信来自于哪里，但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期待了起来。毕竟有的时候奢望也是可以成真的。在护上皇看不到的地方，以牛云等世界知名富二代构成的一个组织开始了他们的行动。他们在各个大区召集玩家参与到他们的计划之中来，其中既有像护上皇这样拥有着强大超能力的2代子弟，也有着操作强悍实力出众的神域游戏高玩。俗话说得好，有人存在地的地方就有江湖。在秦风独领风骚的高压之下，这些人很快便联合在了一起，组成了一个反天意联盟。作为这场6大门派围攻东方不败运动的发起者，牛云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个联盟的盟主。风暴帝国王都皇城魔法塔顶层，秦风缓步走向了克劳威尔的尸体，收捡起了战利品。叮咚，你获得了神级随机材料宝箱 X5。叮咚，你获得了神阶武器锻造材料风暴使徒克劳威尔的能量核心 X3。叮咚，你获得了神级材料风暴使徒克劳威尔的灵魂结晶 X1。叮咚，你获得了神阶特殊道具风暴使徒的令牌 X1。叮咚，你获得了神级技能书雷霆潮汐。叮咚，你获得了神级技能书凋零之吹息。叮咚，你获得了金币10枚，克劳威尔没钱。看着自己本次的收获，秦风感觉还算不错。此时的他已经有了3把神阶的武器，以及5个神阶的神级武器抽取宝箱，外加2个神阶生物的能量核心以及灵魂结晶。对于拥有着幸运女神的胸针的秦风来说，5个神阶的武器抽取宝箱就等于5把神阶的武器。在此情况之下，只要他能够遇到能够打造神阶装备的锻造师，他就能拥有10把神阶武器了。到那个时候，斩龙之刃就可以继续晋升。而在秦风的记忆之中，光明教廷正好就有那么一位神阶的锻造师。想到这里之后，秦风决定加快搜集材料的步伐，尽可能多的搞一些神级的材料宝箱，早日将最后2把神阶的武器搞出来。除开神阶武器的锻造材料之外，秦风这次还拿到了2个很强的技能书，分别是雷霆潮汐和凋零之吹息。这是2本法师能够学习的技能书，虽然秦风不能学习，但是他可以把这2本技能书留给泰兰德等人。只要他的主城升级到了3本，泰兰德等英雄就能拥有完整的自我意识，变得和尤迪安一样，拥有自主学习的能力。除开这些东西之外，秦风本次还有另外一个重大的收获，那就是一次性的神阶特殊道具风暴使徒的令牌。风暴使徒的令牌，类型特殊道具，等阶神阶9段，
效果：使用之后能够使使用者暂时拥有风暴使徒的权柄，持续10分钟。耐久1介绍：风暴使徒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赠礼，作为它的拥有者，你很幸运。看完了这个道具的介绍之后，秦风便将其收到了自己的背包之中。这东西对他来说作用不是很大，成为了猩红主宰过后，除斩龙之刃以外的东西对于秦风战力的提升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不过这东西对秦风本尊没有作用，并不意味着这东西的利用价值就很小。在看到这块令牌的详细信息的那一刻，秦风便想好了要将这块令牌交给尤迪安去使用。有了这块令牌之后，尤迪安便能在够短时间内拥有堪比神阶9段的实力，是个相当巨大的提升。整理完了自己的收获之后，秦风便在魔法塔中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他的目光扫向了不远之外的皇宫大殿，等待着不死者军团的复苏。时间就这么1分1秒的过去，万里晴空之中忽然就下起了雪。这雪来得非常的急促而猛烈，不过2、3秒的功夫，便从点点滴滴的雪粒子变成了鹅毛一般的暴雪。秦风伸出手接过了一片雪花，欣赏起了这雪花的冰晶纹路。作为重生者，秦风知道这场异常的暴风雪意味着什么。这是此方世界在哀悼神灵的陨落，而哀悼的对象自然就是此前被秦风斩杀于刀下的风暴逝者克劳威尔。不得不说的是，风暴逝者克劳威尔是个值得被尊敬的神灵。他的实力虽然低微，但是他对风暴之神，也就是第1代哈布斯堡的忠诚，却是比最为璀璨的钻石还要闪耀。哎，送你一程吧。秦风叹了一口气，而后便从背包之中取出了一壶酒。这酒是他之前从风暴帝国2皇子苏海伦的手中诱骗来的，用在此时也颇为应景。咕嘟咕嘟，秦风仰着脖子喝了一大口，而后便将剩下的酒液倒在了克劳威尔尸体边的地面之上。做完了这一切之后，秦风便收回了目光，继续欣赏起了这愈来愈大的风雪。和秦风的淡然不同，神域大陆另外3国的统治者看到这场席卷整个大陆的风雪之时，直接就愣在了原地。怎么会？这才打了多久，居然就有神灵级别的强者陨落了？凛冬帝国的皇帝尼古拉2世愣愣地说道：“那个天翼大公的军队此前不是还在洛萨行省吗？天翼本人不是也在洛德西高地吗？这么短的时间，他们怎么可能盗得了风暴帝国的王都，又怎么可能杀得了风暴逝者克劳威尔？”赤炎帝国皇帝格里高利眼中满是懊悔和震惊的呢喃着。此时的他非常的后悔自己没有在战争刚一打响，风暴帝国出现颓靡之势的时候出兵救援。风暴逝者都已经死了，风暴帝国的灭亡还会远吗？银月帝国女帝艾米菲希尔哀婉地叹息着，眼中满是唇亡齿寒的担忧。自从7万年前的混乱纪元结束之后，神域世界便进入到了长久的和平时期。在此期间，各大帝国虽然也有过大大小小的摩擦，但无论这些战争闹得如何的剧烈，都是没有出现过神灵陨落的情况的。可现在，风暴帝国和枫叶帝国之间的战争才打了不到20多天，便有神灵级的强者陨落了。此时，若是再不对枫叶帝国的那位天翼大公以及站在他背后的枫叶帝国皇帝陈胜加以限制，说不定整个神域大陆都被这2人拉进血雨腥风之中。毕竟，陈胜和那位天翼大公的狼子野心可谓是昭然若揭，打破平衡的战争既然开启了，一个风暴帝国又怎么可能满足得了他们的胃口？想到了这里之后，凛冬、赤炎、银月3大帝国的统治者便不约而同地联络起了对方。他们直接冰释前嫌，派出了安插在对方高层的间谍，举行了一场开诚布公的谈话。短短10几分钟的时间过去，3大帝国的统治者就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达成了合作。紧接着，随着一条条命令从3个帝国的王都发出，3国大军便动了起来，齐齐朝着枫叶帝国的方位推进。另一方面，在秦风那恐怖到了极点的战力的压迫之下，3大帝国的统治者纷纷打开了封存多年的皇家宝库，强行唤醒了处于沉睡状态的帝国守护神灵。他们搬出了各自近乎所有的底蕴，企图乘着眼下这个机会，一举将枫叶帝国和那位天翼大公扫进历史的尘埃之中。枫叶帝国皇宫，看着间谍们传回来的简报，枫叶帝国老皇帝陈胜脸色阴沉到了极点。战争刚一打响的时候，陈胜就考虑过另外3大帝国会乘着这个机会联合起来向他发难，但是陈胜没想到的是，3大帝国的联合居然来得这么的快。风暴帝国的那位守护神灵刚刚才陨落，3大帝国便联合在了一起，不但调动军队朝着枫叶帝国的方向进发，而且还唤醒了各自国家的守护神灵以及那几支镇压国运的军团。不过转念一想之后，陈胜却是释然了。经过过去将近2个月的时间，神域大陆上的那些各异人们已经彻底成长起来了，异人再度降临到这个世界的事实已经成了各大帝国高层心照不宣的秘密。在这个大前提之下，结合着天翼那诡异到了极点的成长路线，以及那远远超出神域大陆原住民认知范围的实力，只要3大帝国的统治者不是傻子，就能猜到天翼的异人身份。作为7万多年之前混乱纪元的最后胜利者，神域大陆5大帝国的皇室对于异人的警惕之心可谓是从来没有放下过。如今枫叶帝国已经和大陆之上最为强大的那一个异人联合在了一起，不但快要覆灭了风暴帝国，还诛杀了风暴帝国的护国神灵。在此情况之下，另外几个帝国联合在一起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不过敌有合纵，我有连横。陈胜眼神之中骤然爆发出了无比狠辣的神色，他叫来了一只伺候在身边的那个男人，吩咐道：休伯特，你拿着这块令牌打开皇家宝库，天翼大公之前不是问我要过神器吗？这一次你把宝库之内所有的神器都给他带过去，那些珍稀的材料你也不要忘记，全部带过去。听到陈胜这话，那位名叫休伯特的中年男人脸色瞬间就凝重了起来。他迟疑了一阵子之后才问了一句：陛下，这么做会不会太冒险了一点点？毕竟那个天翼可是个异人啊，万一……休伯特话未说完，陈胜便抬手制止了他：我们已经没有了别的选择了，就在刚刚，赤炎、凛冬、银月3大帝国已经联合在了一起，距离他们对我们宣战，彻底向我们发起进攻，也不是很遥远的事情。
波及整个大陆的战争就要来临了，不把我们分10个干净，那些人是不会罢手的。说到这里，陈胜转过身子，抬起手点了点书房之中挂着的那份世界地图。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我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就只有天意这个艺人，没别的原因，只因为他足够强。陛下，咱们跟教廷的关系不是很好吗？我觉得可以让教皇从中斡旋一下。教皇，他只是个人造的看守者而已，他可不具备完整的自我意识，每隔1000年还需要蜕皮和重启。他只会按照7万年之前的那个约定行事，只要这个大陆还是由我们这些后裔在统治，即便这个大陆再怎么乱，他都不会过问半句。呼！陈胜闭上了眼睛，伸手按了按自己的额头。好了，不要再劝我了，你现在就按照我说的去办，然后你再去一趟枫叶城，把陈天阳带上，让他跟你一起去见天意。遵命。风暴帝国王都魔法塔，秦风静静地看着眼前的王城，感受着越来越浓郁的死亡气息，渐渐地眯起了眼睛。他知道，再过个几分钟，风暴帝国最后的底蕴，那支积累了整整7万年的不死者大军，就将彻底的从亡灵之城阿拉克塞之中走出，降临到这个世界之中。他还知道，在那一时刻到来的时候，整个华夏大区的玩家都会接到了一个世界通告，并获得一块拥有着超高权限的传送令牌。利用这个令牌，玩家们就能够来到这座城市，参与到史诗级大事件亡灵浩劫之中来。为了不让玩家们影响自己完成国战挑战任务，秦风提前就让泰兰德带着人将王都之中的那个传送法阵围了个水泄不通。毕竟他现在只是枫叶帝国的国战指挥官，可不是全大陆的指挥官。一旦让其他帝国阵营的玩家参与到这次的史诗级大事件之中，他的国战挑战任务就很有可能受到不可逆的影响。时间1分1秒的过去，马赛城之中的死亡气息浓郁到了快要凝结成为液体的程度，天空之上也出现了一座巨大城市的虚影。看到这一幕，秦风知道史诗级大事件亡灵浩劫来了。在秦风想到这里的时候，一道道提示音也在他的耳边响了起来。世界公告，检测到亡灵之城阿拉克塞降临，不死者军团即将现世，现开启史诗级副本亡灵浩劫。传送令牌已发放，全华夏大区所有等级到达了30级的玩家均可以通过传送令牌传送到马赛城之中，参与到本次史诗级大事件。世界公告，史诗级副本亡灵浩劫开启，副本目标阻挡不死者大军向外界扩散。副本开启1个小时之后，光明教廷教皇会赶到马赛城，净化所有亡灵。世界公告，史诗级副本积分榜开启，参与副本期间，所有玩家死亡均不会受到死亡惩罚，每次死亡会扣除100点副本积分作为替代。副本积分耗尽之后，玩家会在所属帝国主城复活。不死者军团覆灭之后将进行奖励结算，希望所有玩家积极参与，做大做强，创造辉煌。听着耳旁的世界公告，华夏大区所有的玩家顿时就沸腾了，居然是史诗级的大事件，这波我特么的看来要一波肥啊！哈哈，上一次的世界副本我没有参加到，这一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了。第一我就不想了，只求这一次能进入前10。有天意大佬在，第一谁敢有想法呀？不过就像老哥说的一样，第一不想，前10名还是可以争取一下的。第二是我的，谁要是敢和我抢，我弄死他！别吹牛逼了，快！你那嘴巴一张，比他们沼气池没盖盖子还有臭不可闻。不说了，我要去马赛城了，有没有组队的？我是法爷，我带你们吃鸡。我是坦克，可以帮你拉怪，加我一个。世界频道之中，玩家们兴高采烈地开始组队，叫嚣着要去马赛城里赚大钱。然而，等他们真正到达马赛城的那一刻，却傻了眼。之前整整63万大军将马赛城的传送点围了个水泄不通，到达此地的玩家挤作一团，想要挪动一下步子都变得异常的艰难。看着面前的大军，玩家们哆哆嗦嗦地打开了探查之眼，想要查看一下这些亡灵的信息。然而一看之下，却发现这些杀气腾腾的士兵根本就不是什么亡灵，而是天意大佬的军队。我靠，天意大佬这是要干什么呀？他为什么派兵把我们围起来？难道他想乘着这个史诗级大事件把我们全部杀一遍？不应该吧，这次我们死亡可是不会有惩罚了。我觉得天意大佬可没有那么的闲。靠，我知道了，天意大佬这次是想独吞整个副本，不让我们去刷怪。天意大佬怎么可以这样？我想反抗，但是又不敢。猜到了秦风的想法之后，玩家们脸上的表情瞬间就从惊诧变成了愤怒，而后又变成了无可奈何。没办法，秦风现在的实力属实太过于变态了，不仅本身拥有着足以杀灭神灵的力量，还有着一支60多万的大军，根本就不是玩家们可以战胜的对象。看着面前不断增加的玩家，泰兰德按照秦风的命令，逐渐放开了包围圈，在保证不会放出任何一个玩家的情况之下，尽可能的多给了玩家们站立的位置。做完了这番安排之后，泰兰德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于是就走了上去，跟玩家们交代秦风命令。我的主人说了，这场史诗级副本不是你们可以参与的，即便把你们放进去，你们也不可能从中拿到好处，因为这些不死者都拥有着灵体不灭即永生的特性，以你们所拥有的手段，你们之中绝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可能杀死他们。为了不浪费你们的时间，不让你们的努力白费，我家主人特意给你们划归了一个安全区，在这个安全区之中，你们一样可以获得副本积分，如果不信，你们可以自己查看。一席话说完，场中的玩家们顿时打开了自己的积分面板，查看了起来。确实，就同泰兰德所讲的一样，此时他们的积分正在以每秒1点的速度上涨着。对于这一点，玩家们很是奇怪，不过想了想之后，他们却是明白了。这次的史诗级副本的要求和上次的世界副本不同，只要不死者军团没有跑出马赛城，就能算是成功完成副本。在这个前提之下，玩家们能够时时刻刻都获得积分，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不过人心总是贪婪的，想明白了这一点之后，玩家之中一部分拥有着伤害灵体技能的玩家便起了其他的心思。如果任由秦风这样拦阻，他们最终都会并列在积分榜的第2位，
彻底稀释掉除了第一名之外的奖励。对于这个结果，那些个拥有着伤害灵体技能的玩家显然是不满意的。在他们看来，自己既然拥有了那种能力，就意味着眼前这个副本是为他们定制的，是他们最为重要的机缘。在重力的诱惑之下，这些玩家可忍不了和别的玩家平均分享副本奖励。他们环顾了一下四周，瞅准了机会，就开始发难。凭什么？这个副本又不是天意一个人的，他凭什么替我们做决定？我不服，我也要参加副本。我也不服，就像你说的那样，我要是没有伤害灵体的能力也就算了，不能参加这个副本我认了，但是我明明就有，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参加？而且谁能证明你们说的就是真的？万一你们是骗我们的呢？万一这个副本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刷的呢？抗议！我们抗议！反对天意暴政！副本属于我们所有人！一道道抗议和质疑的声音在场中响起。泰兰德面无表情地举起了自己的右手，狠狠地往下一落。嘘嘘嘘嘘，一根根能量羽箭从空中倾泻而下，无比精准地将那些个出生的玩家钉在了地上。10秒钟的时间过去，场中所有发生的玩家全部被射杀，无一例外。看着倒在地上的同伴的尸体，剩下的玩家们心有戚戚。天意大佬这些兵也太凶残了吧，怎么跟他本人一个德行，说杀就杀，招呼都不打一个。妈的，还好老子没有开口说话，要不然我特么的也完犊子了。嘿嘿嘿，按照副本的规则，死了可是要掉积分了，现在他们比我们少了100的积分，岂不是说跟我们一起瓜分第2名奖励的人就少了？这他妈是好事儿啊！造起来，造起来啊，兄弟们！你们不去死，我怎么拿奖励呢？看着玩家们脸上各异的表情，泰兰德不禁感慨，主人计算的真的准。此刻杀鸡儆猴的威逼已然完成，泰兰德便按照秦风的吩咐开始利诱。现在愿意接受主人的安排的，请站到左边了来，只要你过来，你就是我们的好伙伴，我们会尽全力弥补你们的损失。说到这里，泰兰德抬起右手，轻轻地往下一按，左边围着的女猎手军团顿时就散开了，露出了地面上堆放如山的武器装备。这些装备都是刚从风暴帝国禁卫军身上拔下来的，非常的热乎。经历过过去20多天的战争之后，秦风所缴获的风暴帝国的制式装备和武器可谓是数不胜数。在此情况之下，秦风便从其中拿出了一部分作为分化玩家的工具。看到面前这堆积如山的武器和装备，又估摸了一下自己的实力。人群之中，一些个实力不怎么出众，又没有伤害灵体能力的玩家便动摇了，不知道这些武器是怎么分配的，平均分配还是……人群之中，一个玩家大着胆子问了一句。听到玩家的问话，泰兰德淡淡一笑，不存在什么平均分配，能获得多少，完全取决于你们的态度以及响应我们号召的速度。此话一出，玩家群体之中便出现了一阵骚乱，紧接着人潮便涌动了起来，朝着武器装备山所在的位置就流了过去。沙沙的脚步声响起，越来越大，越来越急促。几秒钟过后，移动的人群便汇聚成了一道洪流，将近70%的玩家顺着女猎手军团让出来的通道，走进了左侧堆放着武器和装备的区域。看到这一幕，场中那些个还想着刷怪的玩家顿时就急了：你们到底有没有骨气？天意给你们一点东西，你们就心甘情愿接受他的安排？你们群软骨头的家伙，你们就这么喜欢吃别人不要的残羹剩饭？今天我倒是长见识了，没想到人居然可以无耻到这种程度，明明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结果你们却甘愿当天意的舔狗，一群废物东西！老子真后悔和你们组队！一道道刺耳的辱骂之声在场中响起。听到这话，一些个玩家脚下的步子顿时就缓和了下去，脸上也多出了羞耻的红色。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这些话没有抵抗力。辱骂的声音刚一响起不久，就有玩家抽出了自己的武器，招呼都不打一个，搞起了偷袭。嘘嘘嘘嘘嘘，霎时间，场中燃起了战火，一个个肆意喷粪的玩家顿时就倒在了同伴的攻击之下。看到这一幕，泰兰德满意的笑了笑，而后便离开了此地，带着一部分人手继续搜刮风暴帝国王都去了。很快，在玩家们的屠杀之下，所有不支持秦风安排的玩家便被杀回了所属国家的主城，其中自然就有大名鼎鼎的护上皇。天意，你不得好死！赤炎帝国主城，护上皇在自己的安全屋之中声嘶力竭的叫嚣打杂着。砰！安全屋内的强化装置被他给砸坏了。砰！安全屋内的装备制作台被他给砸坏了。10几秒钟过去，整个安全屋内除了墙面，便再无任何完好的物件。护上皇喘着粗气，看着眼前破破烂烂的一切，眼神之中满是熊熊燃烧着的怒火。叮！就在此时，一道消息提示响在护上皇的耳朵里。点开消息面板一看，正是牛云发来的。老秦，人手已经足够了，而且由于天意这次极其不得人心的做法，加入我们的人还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计，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房间号573131，密码 STTY， 你快点进来。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护上皇毫不犹豫便搜索到房间，使用了密码傻屌天意进入了房间之中。此时房间之内已经有了70多万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其中既有超能力强大的富家子弟，也有着操作强悍的神域睾丸。人已经到的差不多了，我以反天意联盟盟主的名义宣布，第一次反天意联盟全体成员会议即刻开始。几分钟过后，牛云等人组织的会议开始了。不过这场会议的主角秦风没有到场，此时的他正一步步走向逐渐凝视的亡灵之城阿拉克塞。呼呼呼呼！忽然之间，天地中吹起了一阵阵阴冷至极的狂风，伴随着这些狂风卷起，一个个肉身腐败但眼眶之中燃烧着黑色火焰的不死者从亡灵之城之中飞了出来。看到这群不死者的那一刹那，秦风毫不犹豫的就开启了狂猎。在解锁了无限火力天赋之后，秦风的装备技能也得到了这个天赋的加持。原先狂猎需要60分钟的冷却时间，现在却只需要6分钟。叮咚，你开启了狂猎者套装的套装技能狂猎，
你的技能冷却时间缩短100%，持续15秒。提示音刚一在秦风的耳边响起，秦风便疯狂地开始发动幻影替身，刷刷刷刷刷。3秒钟过后，场中便出现了整整10240个秦风。下一刻，浓郁的血气中，这些个秦风的身体之上爆发而出。叮咚，消耗了10%的最大生命值，发动了技能猩红之力。你获得500%攻击力加成，你获得真实伤害能力，持续6秒。恐怖的气息从秦风本尊和他的那些个分身之上爆出，使得近距离看到这一幕的玩家们直接就瞪大了眼睛。我靠，那是什么技能？天翼大佬的攻击力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提升了5倍啊？我也有着中倍数提升攻击力的技能，但是它却是有限制的，如果数值超过了2万就无法生效了。这种技能就是天翼大佬强大的原因吗？是不是说我要是得到了这种技能，我就能和天翼大佬一样成为人上人？你就别想了，你才多少级？你再看看人家天翼大佬多少级，梦可有有，但那是在晚上。我感觉天翼大佬这样的战斗力并非是拥有几个强大技能那么简单。不知道你们发现了一个现象没有？天翼大佬发动技能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出现一股浓郁血气。对，我也发现了，之前在洛德西高地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觉。我靠，也就是说天翼大佬的那些技能是成套的，这特么的也太过于离谱了吧！在玩家们议论纷纷的时候，秦风本尊和分身们也有行动，他们沉默着举起手中颤抖着的长刀，冲向了不死者军团。对于其他人来说，不死者是个极其难缠的东西，只要无法杀死他们的灵体，他们就能不断的复活。但是对于拥有着斩龙之刃的秦风来说，不死者就是一群待收取的灵体强度值。炽烈的刀光在天空之中不断闪烁，一个个亡灵被斩龙之刃上窜出了刀灵，吞噬掉了灵体。叮咚，你击杀了不死者，你获得1000W经验值，你获得1000点副本积分，你获得5点血量，你获得1点灵体强度，斩龙之刃获得1点灵体强度。叮咚，你击杀了不死者，你获得1000W经验值，你获得1000点副本积分，你获得5点血量，你获得1点灵体强度，斩龙之刃获得1点灵体强度。叮咚，你击杀了不死者，你获得1000W经验值，你获得1000点副本积分，你获得5点血量，你获得1点灵体强度，斩龙之刃获得1点灵体强度。一连串的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响起，不死者们刚刚从亡灵之城之中冲出，便被秦风送进了斩龙之刃的腹中。几分钟过后，亡灵之城内钻出的不死者数量大幅度的减少。看到这一幕，秦风知道更大的外卖就要到了。呜！一阵比之前阴冷数十倍的风从亡灵之城中吹到了马赛城里。传送阵附近，仰着脖子观望的玩家们纷纷抱起了双臂，不断摩挲着为自己驱赶寒冷。我怎么感觉有大东西要出来了？有点害怕，怎么办？怕个锤子！有天翼大佬在，那些亡灵能够伤害到我们？放心，我们不会死的，也不会掉积分，待在这儿看着就好。说的也是啊，之前的不死者在天翼大佬面前一招都走不过去，新出来的这些即便再怎么的强大，也最多扛个2刀。天翼大佬好帅，我要给天翼大佬生猴子！你做梦，你在想屁吃！此时在场的玩家心中已然没有了先前的不愉快，他们是有探查之眼的，在看到了那些个不死者的信息之后，这些玩家便明白了秦风之前的那些话并非是虚假。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个得了秦风好处的玩家才真正发自内心的感谢起了秦风。毕竟他们可没有那种稀缺的可以伤害灵体的技能，如果不是秦风挡住了那些个比他们强大的玩家，让他们能够并列副本积分榜单的第2名，这一次的副本奖励就有没有他们什么事儿了。在玩家们议论着的时候，一个巨大的身影也从亡灵之城中走了出来。看着面前这个有些异于寻常的不死者，秦风好奇地打开了探查之眼，查看起了这东西的信息。风暴逝者马克西姆，等级179级，等阶神阶9段，攻击力41564W， 防御力5987W， 技能神级防御、神级恢复、神级力量、神级感知、风暴之拳、凋零之风，权柄雷霆意识、凋零之力，领域神阶领域、潮汐领域。介绍：本是风暴之神的2位使徒之一，在亡灵大军的诅咒之下，变成了一具只知道杀戮的躯壳。看完了马克西姆的信息之后，秦风没有感觉到半点压力。这人的数值虽然和之前的克劳威尔差不多，但是实际的战斗力却是逊色了太多。对于神阶之下的存在而言，无知无觉的疯魔状态却是更容易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但是到了神阶之上过后，这种状态反而会成为巨大的限制，因为神阶之上的战斗涉及到了规则和权柄，更有强大者还能拥有领域之力，而一个无知无识的躯壳却是没有可能将这些力量发挥到极致的。想到了这里之后，秦风直接就开启了猩红国度。叮咚，你发动了技能猩红国度，你召唤出来猩红国度，当前覆盖范围5万码，范围随等阶提升而提升，持续30秒。处于领域之内时，获得权柄锁闭能力，每锁闭一种权柄，消耗2万点生命值。恐怖的血气从虚无之中生出，将方圆5万米的世界染成了血红色。此处禁止雷霆意识，此处禁止凋零之力。一连9道敕令过后，秦风直接就封锁了马克西姆所有的能力。做完了这一切之后，秦风便提着斩龙之刃冲向了马克西姆。嘘，其7度暴血和10倍攻速天赋的加持之下，秦风展出的攻击交织成了一片刀幕。一道道提示音在秦风的耳朵边上响起。片刻功夫后，马克西姆便倒在了秦风的面前。叮咚，你击杀了神阶9段不死者风暴逝者马克西姆，你获得999亿经验值，你获得999万副本积分，你获得5点的血量，你获得1点的灵体强度，斩龙之刃刀灵获得1点的灵体强度。叮咚，你击杀了风暴帝国守护者神阶9段的风暴逝者克劳威尔劳伦斯，斩龙之刃获得1点强化值，当前强化值为3100000。叮咚，你毁灭了不死者军团。
摧毁了亡灵之城阿拉克塞之后，你将完成国战挑战任务3支柱的覆灭。叮咚，你毁灭了不死者军团，你的称号军团毁灭者获得1000点成就值，距离下一阶位还差1000点成就值。听着耳边响起的提示音，秦风缓步走向了亡灵之城阿拉克塞。你很强大，异乡人。阿拉克塞完全没有因为自己的命运而感到恐惧，反而无比欣赏地赞美着秦风的战斗力。多谢。秦风回了一句，而后便提着斩龙之刃开始拆城。当当当的声音接连不断地响起，阿拉克塞的城墙顿时就断裂成了一块块的黑色能量块。片刻功夫过后，整座城市都被秦风给拆毁掉了，化作虚无。系统的机械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响起：叮咚，检测到你已经完成了国战挑战任务3支柱的覆灭，你获得奖励500亿金币、2000亿经验值、飓风战甲设计图纸、神级战争武器风暴巨炮设计图纸。你获得神灵任务亡灵大军的试炼资格。提示音落下，一道黑光从风暴帝国皇宫大殿的位置冲向了天空，似乎是在昭示着秦风，我在这里。在拿到只有秦风可以看到的黑光出现的时候，一道道系统的提示音也出现在了所有玩家的耳边。世界公告：检测到玩家天意毁灭了不死者军团，摧毁了亡灵之城阿拉克塞，完成了史诗级副本亡灵浩劫。该副本自动转化为常规副本，副本拥有者为天意。作为副本的拥有者，天意每日均可从该副本之中获得1000标准单位的神级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强化材料、锻造材料、矿产资源。世界公告：史诗级副本亡灵浩劫已完成，副本积分排行榜第1的玩家为天意。玩家双枪老太婆、萌萌哒小仙女、吃我一棍等15456人并列第2名，第3名无，第4名无，第10名无。排行榜统计完毕，现在开始结算副本奖励。世界公告：由于玩家天意在副本之中的突出贡献，副本奖励提升。玩家天意获得6000亿点经验值，获得3阶主城升级卷轴，获得称号进阶卷轴 X3，获得神级材料抽取宝箱 X12，获得神级技能抽取宝箱 X12，获得2000点自由属性点，获得20点幸运点，获得100亿金币。希望所有玩家向天意学习，做大做强，创造辉煌。世界公告：由于玩家双枪老太婆、萌萌哒小仙女、吃我一棍等15456人在副本积分排行榜之中并列第2名，稀释了奖池奖励。特奖励双枪老太婆、萌萌哒小仙女、吃我一棍等1506456人，每人1000万点经验值。希望所有玩家向这些玩家学习，做大做强，创造辉煌。听着响起在耳畔的一道道提示音，享用了嗟来之食的玩家们一个个喜笑颜开。天意大佬牛逼！天意大佬万岁！我真替某些人伤心，明明可以什么都不用做就能获得奖励的，非要降，这下好了，只能看着我们偷偷流泪。天意大佬的速度真的好快，这个副本出现到结束只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搞定了，简直太强了吧！哈哈，这下舒服了，又有新的副本可以刷了，我他妈刷黑教团都快要刷到吐了。高价求购灵体伤害类技能书，有货的赶紧联系我。我有范围型灵体伤害技能，傻子快点来找我，不傻的别来，我怕我骂不过你。看了一眼玩家们的发言，秦风便收回了自己的目光，整理起了本次的收获。秦风首先将闲置了的那4000点的属性点全部都加到了力量值之上，在这4000点的属性点之中，有2000点是击杀克劳威尔时候得到了，剩下的2000点则是完成了史诗级副本之后排行榜的结算奖励。在猩红主宰的专属技能鲜血统御的影响之下，秦风的其他3个属性也得到了增长。天意、职业、战士、猩红主宰，等级50级，血量3445W，蓝量11740，攻击力56479，防御力77490，力量28812，智力5870，体质7030，敏捷6173，幸运点185。加完了属性点之后，秦风并没有立刻进入风暴帝国的大殿参与神灵试炼任务亡灵大军的试炼，而是走到了位于皇宫北面的风暴之神神庙。神灵试炼的开启黑光能够持续12个小时，秦风并不着急。此时的神庙之中的神职人员已经被秦风的军队杀光了。抵达了神庙之后，秦风便看到了那颗在风暴之神雕像之上滴溜溜旋转着的硕大的帝国之星。唰的一下，秦风直接就跳上了风暴之神的雕像，站在了风暴之神伸出来的手臂之上。站定之后，秦风伸出手，将风暴帝国的帝国之星拿在了自己的手中。叮咚，检测到你已经拿到了风暴帝国的帝国之星，是否消耗1个亿金币立刻占据？是。秦风毫不犹豫回答道。话音落下的那一刹那，一道道提示音便在秦风的耳朵里响起。叮咚，你消耗了1个亿的金币，强行占据了风暴帝国的帝国之星，成为了风暴帝国的实际控制者。你可以利用这个帝国之星控制所有从属于此帝国之星的城池。叮咚，检测到玩家已经占据了风暴帝国的帝国之星，特开启帝国信息面板。详情请打开面板查看。提示音落下之后，秦风直接就找到了对应的面板，查看了起来。风暴帝国，类型国家，管辖范围55567W 平方公里，帝国人口1564849W 人，帝国城池大型城池79座，中型城池1859座，小型城池48789座。帝国矿产资源，特大型矿脉489座，大型矿脉6325座，中型矿脉486748座，小型矿脉若干。在秦风查看完了风暴帝国的信息之后，一道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响了起来。叮咚，检测到你已经占据了风暴帝国的帝国之星，但是风暴帝国之中还存在80%的区域没有被你征服，请尽快派遣军队镇压旧王朝的残党。听到这声提示音之后，秦风并没有太过于在意。此时风暴帝国最强大的3个军团都已经被他给剿灭了，灭掉剩下的那些个负隅顽抗，
做地要价的残党也就只是时间的问题。想到了这里之后，秦风直接就打开了国战指挥官的面板，编辑了一条国战任务。国战任务：剿灭风暴帝国余孽。任务等级 SSS。任务内容：协助枫叶帝国大军彻底覆灭风暴帝国所有反抗势力。任务奖励：每击杀一个风暴帝国余孽，奖励1点的国战点数；每攻占一个风暴帝国据点，奖励1万点国战点数；每攻占一个风暴帝国的城池，奖励10万点国战点数。任务失败惩罚，扣除100点国战点数。编辑完这条国战任务之后，秦风便在意识空间之中联系起了泰兰德一行人。在参加神灵试炼任务之前，秦风有些事情要和他们交代。在接到秦风召唤的那一刻，泰兰德一行人刚好搜刮完了风暴帝国的皇家宝库。接到了秦风的命令之后，他们便提着好几十个大型储物袋来到了秦风所在的风暴之神神庙之中。主人，我们已经拿到了风暴帝国皇家宝库之中所有的物资，请您过目。泰兰德提着储物袋走到了秦风的面前，将这些代表着财富的袋子递到了秦风的手中。接过袋子之后，一道道提示音就在秦风的耳边响了起来。叮咚，你获得神级材料纳舍尔金属100吨。叮咚，你获得了至尊级图纸浮空堡垒设计图纸1/4 x1。叮咚，你获得了神级武器无尽之刃戴达罗斯之伤饮血剑。叮咚，你获得地库魔能10 x156456489颗。叮咚，你获得神级材料月神之泪月之精粹升级版 x45484升。叮咚，你获得了神级材料特尔克拉多能量金块 x41894。叮咚，你获得了风暴之神的遗骸 x1。叮咚，你获得了至尊阶神灵灵魂结晶风暴之神的灵魂结晶 x1。叮咚，你获得了至尊阶神灵能量核心风暴之神的能量核心 x1。叮咚，你获得金币 x45万亿。看到本次的收获，饶是秦风这般家财万贯的人也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风暴帝国的皇家宝库实在是太香了，单单只是金币就有45万亿之多。然而这些金币还不是本次收获之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真正让秦风心动的东西一共有4件，分别是浮空堡垒的设计图纸、风暴之神的遗骸、风暴之神的灵魂结晶、风暴之神的能量核心。这4样东西的位格都是至尊阶的，是在如何有钱都买不到的东西。其中虽然浮空堡垒的设计图纸是残缺的，但只要秦风能够找到剩下的3分图纸，他就能够依据图纸将自己的领地改造成真正的浮空堡垒。到那个时候，整个神域世界都将拜伏在秦风的脚下，秦风就是整个世界的无冕之王。除开这4样至尊阶的东西，秦风还拿到了3把神级的武器，加上泰兰德等人手中的武器，秦风现在已然有了6把神级的武器。只要他愿意，他立马就能开箱，用掉幸运女神的胸针，开个5把神级的武器出来。但是秦风却没有这么做。对于当前的神域世界来说，秦风的战斗力已经非常的超模了，只要一开暴血，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神灵可以挡得住他。在此情况之下，把泰兰德等人的神阶武器收缴到自己的手中，让斩龙之刃吞噬，就不是一个必要的选择了。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强行收缴泰兰德等人手中的神阶武器，更是对己方战斗力的削弱。秦风不是蠢人，虽然此时的他并没有收到陈胜的消息，但在他杀死了风暴使徒克劳威尔的那一刻，秦风就猜到了大陆上的另外3个国家一定会联合起来，对他和枫叶帝国发难，没有别的原因，唇亡齿寒罢了。想到了这里之后，秦风便把这3把神级武器递到了泰兰德等人的手中，并吩咐了一句：你们休整一下，然后就回领地去，找人买几张5等级限制卷轴，把这几把武器解锁了。我要进入一个秘境，快的话几个小时就能出来，慢的话说不定就要几天的时间。大陆之上另外3个帝国肯定会趁着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对你们发难，你们甚至有可能会遭到神灵的围攻。听到秦风这话，泰兰德等人脸色一沉，思考了起来。秦风说的没错，对于大陆之上的另外3个帝国而言，没有秦风的暗夜精灵军团，战力会下降好几个档次，他们绝对不会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过对于此事，秦风也是留了后手的。如果那3个帝国的统治者真的敢找死，他就敢借着对方的进攻，给他们来一个将计就计，后发先至。想到这里之后，秦风继续说道：我先回去一趟，你们乘坐曲速飞舟回来就行。好的，主人。秦风点了点头，而后便从背包之中取出了一个异空间传送装置，摆在了风暴神庙之中嘛。而后便发动公爵令牌上面刻画着的传送法阵，回到了自己的领地之中。回到了领地之后，秦风二话不说，点开纪元之树的面板，就开始升级。叮咚，你消耗了1张3阶主城晋升卷轴，你消耗了1亿金币，你的主城纪元之树已经突破了等级限制，进阶成了永恒之树。叮咚，你的主城成功晋升，你解锁了新的兵种山岭巨人，你解锁了新的兵种奇美拉。叮咚，你消耗了5000万金币，你的主城永恒之树晋升了，当前等级为21级。叮咚，你消耗了5000万金币，你的主城永恒之树晋升了，当前等级为22级。叮咚，你消耗了5000万金币，你的主城永恒之树晋升了，当前等级30级。当前已达到最高等阶，最高等级。世界公告，检测到玩家天意成为了收割将主城晋升到3本的玩家，特奖励玩家天意领地 buff 3级加速，建筑建造速度提升100%，单位生产速度提升100%。听到耳边响起的一道道提示音，秦风手上的动作并没因此而停止。他从背包之中取出了刚刚获得的月神之泪，倒在了永恒之树粗大的如同剑木一般的树干之上。下一刻，一道淡淡的月光从永恒之树上亮起，一道庞大到了极点的自然气息从这棵古树之中散发了出来。叮咚，你对你的主城永恒之树使用了月神之泪，你的主城得到了远古至尊级神灵月神的祝福。详细信息请打开永恒之树的面板进行查看。最后一道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落下，秦风淡笑着点开了永恒之树的面板。变异的永恒之树，
类型：建筑物。等级：30级。等阶：中级。建筑功能：一、生产小精灵。效果：使用500金币生产出基础单位小精灵。时间消耗0.001秒。2、生命之泉。效果：当枝叶的覆盖范围能存在着月亮井之时，可以帮助月亮井凝聚月辉，化作生命之泉。3、月之精粹的祝福。效果：当前永恒之树得到了月之精粹核的灌溉，生命之泉凝聚速度提升68%。4、月神的祝福。效果：当前永恒之树得到了月神的祝福，生命之泉凝聚速度提升200%，生命之泉恢复效果提升300%。5、吞噬。效果：吞噬树木，提升100000000%耗血量，恢复速度。6、拔地而起。效果：永恒之树可以站起，站起之后战力等同于180级的神阶9段的战士。掌握权柄：大地之力、自然之力。掌握神阶领域、自然领域。7、坐下。效果：站起之后的永恒之树可以坐下，并以自身为圆心，改造50万码半径内的环境。7、战鼓。效果：永恒之树存在之时，暗夜精灵、秦风的战斗力提升125%。效果半径500万码，500万码之外开始衰减，800万码之外本效果失效。8、浮空残缺不可用。效果：集齐了浮空堡垒的所有部件之后，永恒之树能够浮空。9、暗物质能量歼灭炮残缺不可用。效果：集齐了浮空堡垒的所有部件之后，永恒之树能够汇聚暗物质能量，发射暗物质能量歼灭炮，伤害值为 100W.X 一级根须数量，当前一级根须数量1024000。介绍：这是一棵庞大的树木，它宁静而祥和，热爱和平。看完了永恒之树的信息之后，秦风脸上的笑容愈发浓郁了。成功晋升成为了永恒之树过后，这个老树人站起之后就能拥有着堪比神阶9段战士的实力，而且这个老树人还掌握了神阶的领域力量以及2个强大的权柄，在领域和权柄的支撑之下，永恒之树能够爆发出来的战斗力可谓是极其恐怖的。不过这种层次的永恒之树还没有达到秦风的要求。搜刮完了风暴帝国的皇家宝库之后，秦风所拥有的金钱达到了恐怖的48万亿，还有之前获得的金钱。此时此刻，秦风决定把其中的一半用在增强永恒之树的战斗力之上。想到了这里之后，秦风便打开了建筑界面，开始为永恒之树建造暗物质能量核心以及暗物质能量导能通道。叮咚，你消耗了15万亿金币，建造了1500万米暗物质能量导能通道。叮咚，你消耗了10万亿金币，建造了20万个暗物质能量反应堆。2道提示音响起，秦风领地之下的土地之中，一个个暗物质能量反应堆从虚空之中凝聚出了实体。与此同时，永恒之树的所有主干根须都被暗物质能量导能通路给包裹上了。下一刻，提示音又在秦风耳边响起了。叮咚，你的主城永恒之树缠绕了暗物质能量反应堆，受到暗物质能量的侵袭，你的主城顽强地撑了过来。暗物质能量反应堆成为了永恒之树的能量核心，此核心可以叠加，当前能量核心数为20万02千个。叮咚，你的主城永恒之树缠绕的暗能量反应堆超过了1万大关。永恒之树掌握了高级能量暗能量，攻击附带暗能量伤害，伤害数值为基础攻击力加1000x202000暗能量伤害每道根须。叮咚，你的主城永恒之树缠绕了暗物质能量导能通道，你的主城霸占了暗物质导能通道，你的主城永恒之树的所有主干根须得到强化，能量传导效率提升1000%，强韧度提升1000%，暗物质能量强度提升1000%，能量摄取效率提升1000%。叮咚，你的主城发生了变异，变异成了恐怖的永恒之树，它彻底掌握了暗物质能量，拥有了可以被改造成浮空堡垒的潜质，需要集齐浮空堡垒的所有部件并完成彻底改造。听着这无比悦耳的提示音，秦风淡淡一笑，从背包之中掏出了一张图纸。叮咚，你载入了神阶战争建筑风暴巨炮设计图纸，城防炮不可以移动。载入成功的提示音刚一落下，秦风就开始疯狂氪金建造。叮咚，你消耗了1亿金币，1000公斤纳舍尔金属，建造了一门城防炮风暴巨炮。叮咚，你消耗了1亿金币，1000公斤纳舍尔金属，建造了一门城防炮风暴巨炮。叮咚，你消耗了1亿金币，1000公斤纳舍尔金属，建造了一门城防炮风暴巨炮。片刻功夫过后，秦风的纳舍尔金属消耗一空，其他的高阶建筑材料也消耗了大半。在这巨大的消耗之下，秦风建造出了整整1000门神阶的风暴巨炮。然而，这还不是秦风设想之中的完全体。要知道，永恒之树可是拥有着缠绕能力和暗物质能量核心的。在秦风想到这里的时候，永恒之树存在于地下的根须果不其然就动了起来。只听得一声声噗噗噗的破土之声，一根根粗大的根须从地底窜了出来，将所有建造完成的风暴巨炮全部缠绕了起来。叮咚，你的主城永恒之树缠绕了神级战争武器风暴巨炮，你的主城强行霸占了它们，将它们改造成了永恒巨炮。叮咚，永恒巨炮受到暗物质能量的改造，晋升成为暗物质能量永恒巨炮。叮咚，暗物质能量永恒巨炮连接上了暗物质能量永恒之树根须，能够从20万02千个暗物质能量反应堆之中获得源源不断的能量补充。叮咚，你的主城永恒之树掌握了新的技能暗物质能量永恒巨炮，技能效果凝聚暗物质能量灌注到巨炮之中，向敌人开炮，伤害数值为3000万 x 202。永恒巨炮有1000个，全力开火之下，每202个反应堆为其提供能量。最后一道提示音落下，秦风开心的笑了。此时的他已经能够想象到那些跑到自己的领地之中准备消灭自己军队的那些个所谓的神灵们被永恒巨炮轰击时候的场面了。和其他的能量不同，暗物质能量有着强大的防御穿透效果，虽然比不上秦风所拥有的真实伤害能力，
但也可以无视攻击目标80%的防御力。而且在被永恒之树缠绕了之后，这些巨炮还拥有了奇迹强大的隐蔽性。平时的时候会被永恒之树埋在土地里，一旦有敌人来犯，永恒之树就能够从地下把这些大炮拉出来开火。如果永恒之树足够鸡贼的话，它还可以将这些大炮半埋藏于地下，只露出一个炮管子。到那时候，一旦有敌人想要先摧毁巨炮，永恒之树就能够用最快的速度调出自己的根须，抵挡伤害。想到了这里，秦风顿时就连接上了永恒之树的意识，将这个法子灌注到了他的意识底层之中，并不断重复。几秒钟之后，经历了秦风的洗脑，永恒之树再度发生了蜕变，变成了永恒超级鸡贼之树。至此，秦风对于永恒之树的升级便告一段落了。然而，秦风对于自己领地的升级却是刚刚开始。叮咚，你消耗了5000亿金币，建造了10万个远古守护者，并将之升级到了30级。叮咚，你消耗了10万亿金币，将你所有的月亮升级到了30级。月亮井当前生命之泉储蓄容量为1万升一座，每升治疗量为10万点生命值，当前月亮井数量为20万座。2道提示音响起，秦风的领地之中顿时就升起了一道道多人眼目的月白色光芒，以及足足10万道绿的人心发慌的绿光。白色的是月亮井晋升之后的异象，绿色的则是那些个伪装成普通树木，实际上拥有着相当于90级城防炮伤害能力的远古守护者。叮咚，你的永恒之树缠绕了10万个远古守护者，为其灌注了暗物质能量，每颗远古守护者均拥有10发暗物质能量投射弹，投射弹伤害值为500W 基础伤害加1000W 暗物质伤害，每10分钟补充1发暗物质能量投射弹。搞定了月亮井和远古暗物质能量弹投射守护者之后，秦风将他罪恶的目光扫向了其他的建筑物，也不浪费时间，秦风直接就点开了自己的领地面板，开始疯狂升级自己的建筑物。叮咚，长者祭坛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21， 下次升级需要2000W 金币。叮咚，长者祭坛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30， 已达到当前最高等阶，已达到当前最高等级。叮咚，猎手大厅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30， 已达到当前最高等阶，已达到当前最高等级。叮咚，战争古树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30， 已达到当前最高等阶，已达到当前最高等级。叮咚，风之古树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30， 已达到当前最高等阶，已达到当前最高等级。叮咚，奇迹之树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30， 已达到当前最高等阶，已达到当前最高等级。叮咚，知识古树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30， 已达到当前最高等阶，已达到当前最高等级。叮咚，奇美拉七木的等级提升了，当前等级为 LV30， 已达到当前最高等阶，已达到当前最高等级。一连串的提示音响起，秦风将自己领地中所有能升级的建筑都升级了一遍。在这一连串的消耗之下，秦风积累了许久的资源直接消耗一空，富可敌国的48万亿的金币也就只剩下了可怜巴巴的2万亿。不过对于秦风来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此时秦风的领地之中一共有着55头风之古树、55头战争古树、55头知识古树。经过了此前的升级之后，这些古树的面板都得到了巨大的强化，每一棵古树站起来都相当于一个150级的战士。然而这还没有完，不要忘记了，秦风之前可是生产过整整20万座暗物质能量反应堆的。由于此刻秦风还未将自己的领地改造成真正的浮空堡垒，这些暗物质能量反应堆里生产出来的能量简直多得快要爆炸了。这些古树刚刚升级完成，拥有了承受暗物质能量的条件之后，永恒之树便伸出了他那罪恶到了极点的根须，将这些古树全部都侵蚀了一遍。叮咚，你的主城恐怖的永恒之树侵蚀了知识古树，将之改造成了暗物质知识古树，并为其灌注了暗物质能量，使其每次攻击都能附带2点暗物质能量伤害。当前暗物质能量强化攻击次数300点，1.1次，每10分钟恢复1点，使其生产的单位拥有了暗物质能量伤害能力。一道道提示音落下之后，秦风将目光转向了这些古树能够生产的单位之上。和之前的那2次暴兵不同，秦风这一次只造2个兵种，那就是奇美拉和山岭巨人。在把主城升级到了永恒之树过后，暗夜精灵族最为强大的2个兵种年解锁了。首先就是陆地之上的兵种山岭巨人。秦风打开了知识古树的面板，找到了山岭巨人的栏目，开始生产。叮咚，你消耗了10亿金币，你消耗了100个小精灵，你消耗了100吨生命之泉，你生产了一个山岭巨人。叮咚，你消耗了10亿金币，你消耗了100个小精灵，你消耗了100吨生命之泉，你生产了一个山岭巨人。叮咚，你生产了99个山岭巨人，预计耗时24小时，该单位数量已达到永恒之树承受上限，无法继续生产。10几秒钟过后，在秦风疯狂的氪金之下，山岭巨人便达到了生产上限。对于这事儿，秦风早就有预计，所以并未太过于吃惊。毕竟山岭巨人可是99级的单位，这种战斗单位要是可以无限制的生产，那才是奇了怪了。想到这里之后，秦风便打开了奇美拉七木的面板，开始生产另外一个超级兵种奇美拉。叮咚，你消耗了20亿金币，200个小精灵，200吨生命之泉，你生产了一个奇美拉。叮咚，你消耗了20亿金币，200个小精灵，200吨生命之泉，你生产了一个奇美拉。叮咚，你生产了49个奇美拉，预计耗时18小时，该单位数量已达到永恒之树承受上限，无法继续生产。又是一连串的提示音响起，奇美拉也进入到了生产序列之中。生产完了这2个单位之后，秦风点开了猎手大厅，开始为自己的士兵升级更高等级的天赋力量。叮咚，你消耗了100亿金币，研发了终极力量、终极防御。
预计完成时间120分钟。提示音落下的时候，秦风的领地上空也出现了30多个黑乎乎的大洞，那是泰兰德一行人乘坐曲速飞舟回归的信号。很快，曲速飞舟就从黑洞之中完全脱离了出来，并降落到了地面之上。在泰兰德的指挥之下，秦风的士兵排着整齐的列子走进了秦风之前为他们开辟出来的那个演武场之中。在他们前往演武场的过程之中，一道道月白色的光华从秦风领地之中的那些个月亮井之中亮起，恢复了这些士兵的状态，驱散了他们的疲劳。与此同时，一道微不可察的丝线也从猎手大厅之中发出，缠绕在了这些士兵的身上。那正是秦风此前为这些士兵准备的新的天赋力量。主人，泰兰德一行人走到了秦风的面前，问了一声好。秦风淡淡摆了摆手，而后便道：你们来的正好，我刚好有时间给你们升个级。闭上眼睛，放开你们的精神。尤迪安，你不需要照做。话音落下，尤迪安之外的6个英雄照做。这些英雄是被秦风生产出来的，对于他们来说，秦风的话就是必须要遵守的法则。看到了做好准备的英雄之后，秦风也没有浪费时间，直接就点开了长者祭坛的面板。主城晋升到了3本之后，长者祭坛就拥有了一个强大的能力，那就是赋予秦风所招募到的这些英雄以自我意识。有了这些东西之后，这些个英雄就能像尤迪安一样，不再受到制约，拥有可以自主学习和升级的能力。叮咚，是否消耗600亿金币，为泰兰德、萨勒芬妮、卡莎、盖伦、娜迦、莉莉亚进行天启？天启过后，他们将诞生自我意识。是，秦风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叮咚，你已经消耗了600亿金币，为泰兰德等英雄进行了天启，他们获得了自我意识，拥有了自主学习、自主升级的能力。提示音落下，长者祭坛之中发出了几道纯洁无瑕的白光，灌注到了泰兰德等6个英雄的身体之中。下一刻，6个英雄齐齐睁开了自己的眼睛，一抹与平时大不相同的神光出现在了他们的眸子之中。泰兰德、卡莎、萨勒芬妮，谢过主人。秦风淡淡一笑，继续努力吧，不要让我失望。话音落下，泰兰德等人半跪在秦风面前，左手抚着自己的胸膛，异口同声道：定不让主人失望。秦风笑着挥了挥手，示意这些人自己去找事儿做。10几分钟过后，秦风之前生产的山岭巨人和奇美拉也从生产建筑之中走了出来。看到自己的2个超级兵种，秦风颇为兴奋地点开了他们的面板，查看了起来。山岭巨人，等级99级，神阶1段，等阶神阶1段，血量200亿200亿，攻击力800W， 防御力700W， 技能神级防御、神级抗性、神级恢复、岩石盔甲、高级元素免疫、拔树、山崩、投掷、地形改造、岩石之柱、嘲讽、权柄、大地之力。介绍：玩家天意所生产的超级战斗单位，绝对忠诚于玩家天意，愿意为天意奉献自己的一切。奇美拉，等级109级，神阶2段，等阶神阶2段，血量210亿210亿，攻击力1100W， 防御力450W， 技能神级防御、神级抗性、神级恢复、龙羽魔法、冰封路径、烈焰暴轰、冰之吐息、炎之吐息、腐蚀攻击、遁入虚空、摄魂咆哮。权柄寒冰之力、赤炎之力。介绍：玩家天意所生产的超级战斗单位，绝对忠诚于玩家天意，愿意为天意奉献自己的一切。看完了山岭巨人和奇美拉的信息之后，秦风满意的点了点头。至此，他已经将他的领地和军队强化到了极限了。只有那3个帝国的人敢带着大军到他的领地附近搞事情，包括永恒之树在内的那些个树人，以及秦风手下的英雄和士兵们，就能给来犯之敌以沉痛一击。想到这里之后，秦风便非常安心的借助空间传送装置，回到了风暴之神的神庙之中。唰的一声，秦风从此前安放好的空间传送装置之中走了出来。抵达了神庙之后，秦风并没有再次逗留太长的时间，他3步并作2步，径直朝着风暴帝国皇宫之中的那处黑光走去。很快，秦风就到达了他的目的地。看着面前的黑光，秦风伸出手按了上去。下一刻，一道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响起：叮咚，检测到你完成了国战挑战任务3支柱的覆灭，非唯一前置条件，拥有了参与神灵试炼任务亡灵大军的试炼的资格，是否立刻使用试炼资格进入到试炼任务之中？听到这声提示音，秦风直接回答道：是。话音刚一落下，那道浓郁的黑光便扩大了开来，将秦风整个人都吞没了进去。呼呼呼，巨大的风声在秦风的耳朵边上响起，一片巨大的荒原出现在了秦风的视线之中。看着眼前的陌生世界，秦风知道自己已经进入到了亡灵大军所开辟的小世界之中了。在神域之中，达到圣阶的神灵便拥有了开辟小世界的能力，而这种小世界就是凡人们口中的神国。而在神国之中，只要神国没有被攻破，神国的拥有者就是绝对无敌的存在。任何进入到神国之中的人都会受到神国的压制。不过，秦风并不担心亡灵大军会对自己出手，一是因为秦风此次前来是来完成试炼任务的，按照神域游戏的规则，亡灵大军是不会对自己出手的。第二，即便亡灵大军脑子抽风了，扛着规则的反噬弄死了秦风，秦风也能复活。因为此时神域游戏还没有掌握现实，秦风还是个玩家，他有着近乎无限的复活次数。想到了这里之后，秦风便朝着神国中心的那座高山走了过去。很快，秦风便赶到了神国中心的高山脚下。刚一抵达此处，秦风就发现了一道强大的静止之力。秦风每一次迈动脚步，都会受到这静止之力压向他的压力。和一般物理意义上的压力不同，这股子压力是直接作用在秦风的灵体之上的。不过，得益于斩龙之刃的效果，秦风的灵体强度达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程度。毫不夸张地说，就秦风现在这个灵体强度，即便是一些个弱小一点的至尊阶位的神灵，都不一定比他要强大。秦风淡然一笑，
放松了自己那拥有爆炸性力量的肌肉，用自己的灵体去对抗着压力。一步两步，随着秦风的迈步，山道之上的禁制符文一个又一个的熄灭，化作一道道强大的压力砸向了秦风的灵体。然而此刻的秦风已经洞悉了这山道的秘密，这点的压力对他来说根本算不得什么负担。秦风的脚步越来越快，很快便来到了半山腰之上。抵达此处之后，秦风便看到了一个年代久远的石碑。看到这个石碑的第一眼，秦风就认出了这个石碑并不是神国之中的产物，而是神国的主人，也就是亡灵大军动用手段从神域世界之中搬来的。因为这个石碑上刻着一行古老的文字，就神陨落之地。前世里，作为神域之中最顶尖的玩家，经历过无数高级秘境和副本的秦风，比大部分的玩家都要清楚神域世界的历史。看到这行字的时候，秦风不由得就回忆起了7万多年之前那场被称之为诸神黄昏的混战。7万年之前，一批异人，也就是玩家，降临到了神域世界之中。他们凭借着无法被杀死的特性，在这个世界之中疯狂的成长。最终，在这些玩家彻底成长起来之时，他们朝着这个世界的土著，也是上一批异人留下来的血脉，所谓的旧神发起了挑战。和上一世蓝星玩家的境遇不同，那一次的战斗以玩家的胜利宣告终结。作为神战的失败者，旧神的后裔被赶到了里世界，也就是地窟之中苟延残喘。而作为胜利者的玩家们，则是尽情地享用了繁华的表世界。最终，玩家之中的佼佼者成功拿到的世界之源，开启了通往更高层面世界的大门。大门开启之后，玩家之中的那些个强者便离开了此世界。不过，这一次的离开却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对于神域世界的统治。为了保护他们的后裔，这些顶级强者让自己的护从留在这个世界之中。位于神域大陆之中的，便是鼎鼎有名的光明教廷。而在泛美大区、倭国大区、欧陆大区所在的那些个大陆，也有着上一代强者留下来的后手。也正是因为这些后手的存在，才能镇压得住地窟之中那些个蠢蠢欲动的旧神后裔们。一边回忆着，秦风一边缓步走向那座古老的石碑。也就几步路的功夫，秦风便走到了这座石碑的跟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石碑好像是有个小任务的吧？不管了，试试再说。秦风伸出了手，抚向了石碑之上文字的笔锋。刚一接触上，秦风就感觉自己的手指仿佛是被针刺了一下似的。叮咚，你触发了石碑之上的禁制，你受到了一点的真实伤害。叮咚，石碑吸收了你的血液，解析开始。幻象构造中，由于你传承了血手修罗的秘法，此石碑无法对你完成解析，幻象构造失败。听着耳畔响起的提示音，秦风不由得蹙起了眉头。这石碑无法构造我的幻象，那为什么幻影替身却可以完美复制出我的分身？难道这个技能的阶位比这石碑还要高？解析失败的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响起的那一刻，一个念头便在秦风的脑海之中闪了过去。从得到幻影替身的那一刻起，这个技能就成为了秦风的核心技能之一。无论是在前期和后期，这个技能所能为秦风提供的伤害加成都是非常的恐怖的。不过，所有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今日之前，秦风倒是没有觉得这个技能有多么的离谱，但是在石碑的提醒之下，秦风却是陡然察觉到了这技能的夸张之处。这林初雪看来比我认知之中的还要强大和神秘啊！出去之后的，找个机会再见他一次，说不定超脱此界的秘密就在这个女人的手中。回想着前世里林初雪在游戏后期之中显示出来的种种特异之处，秦风暗自在心中打定了主意，准备在了却手中繁杂事务之后找到这个女人。想到这里之后，秦风便继续沿着山道朝着山顶走去了。秦风一边在心中思考着林初雪会出现在哪里，一边沿着山路朝着山顶的那座黑漆漆的宫殿前进。很快，秦风就登上了山顶。在他抵达山顶的那一刻，他身上的压力也烟消云散了，就像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一般。察觉到身上的变化，秦风淡然一笑，我这算是通过了第一关的试炼了吗？在秦风想到这里的时候，面前那座黑漆漆的宫殿也开口说话了。强大的异乡人，我们又见面了。此宫殿正是亡灵之城阿拉克塞。是啊，我们又见面了。秦风淡笑着回了一句，对于亡灵之城的出现，他的心中早就有所预计，自然也没有惊诧。话音落下，阿拉克塞黑乎乎的城墙颤动了一下，似乎是在回应着秦风。而后声音再度在秦风的耳边响起，既然你选择了来到我主的神国，那就意味着已经做好了试炼的准备。你需要休息吗？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在这山顶之上歇一会儿。对了，我这里还能够给你提供酒水和饮料，你需要不？一道无形的空间波动泛起，一瓶二锅头，一瓶82年的百事可乐，一瓶农夫山泉矿泉水出现在了秦风的面前。你自己挑吧，不用跟我客气。阿拉克塞又抖动了一下，如果他是个人的话，这行为可以被解释为抛媚眼。看到这离奇的一幕，秦风不经意间就皱起了眉头。此时的阿拉克塞和此前见到的那个冰冷的亡灵之城有着巨大的不同。不过，这不同并非是存留于表面之上的那种，而是潜藏于行为之中的那种逻辑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如果说非要打个比方的话，此前的亡灵之城就像是一个执行着程序的机器，而现在的亡灵之城则像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然而，这还不是最为诡异的。真正让秦风脑壳痛的是面前的二锅头、百事以及农夫山泉。这三样明明是蓝星的东西，此刻却出现在了秦风的面前，出现在了神域游戏之中。不对啊，神域不是还没有降临到现实之中吗？这里怎么会出现这些玩意儿？看着面前的酒水和饮料，一道道疑惑在秦风心中闪烁而过。不过由于信息量实在是太少，秦风始终判断不了出一个合理的结果，只能让其停留在猜想的层面之上。不管了，反正来都来了，该我知道的不会少，不该我知道的我也求不了，拿了再说。想到了这里，秦风伸手就将摆在面前的红星二锅头拿到了手中，拧开了瓶盖，咕嘟咕嘟的就灌了下去。喝完之后，秦风抬起头注视着面前这个明显有人操控的亡灵之城阿拉克塞，说道：酒我喝了，试炼什么时候开始？
现在就可以。话音刚一落下，秦风面前的时间盘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眼前的宫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恐怖的狂风在这片海洋之上呼啸着，夹杂着闪电和怒雷，无比的骇人。你宰了他的后人，和他又有些渊源，再加上你的实力也算是不错，所以就让他来做你的对手吧。打赢了他，你就可以进入城中面见帝君。熟悉的声音再度在秦风的脑海之中响起。与此同时，风浪不止的海面之上也出现了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和秦风此前遇到的那些个不死者不同，眼前的这个男人身上虽然也有着浓厚的亡灵气息，但是在这些死气之中，却是还存留着一些生气的。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这个男人的那双眼睛，冰蓝色的眸子里不时闪烁着痛苦与挣扎。看到这里，秦风心中顿时就升起了一个猜想，这人估计就是风暴之神。想到这里的时候，秦风直接就打开了探查之眼，查看起了男人的信息。风暴之神特洛伦，哈布斯堡，等阶至尊3阶，等级235级，攻击力188亿，防御力99亿，血量555555亿，技能至尊级防御，至尊级攻击，至尊级战斗意识，至尊级法术精通，雷霆领主的微光，风暴之王的敕令，潮汐之力，霜冻之风，海啸召唤雷暴，权柄雷霆意识，凋零之力，潮汐之力，领域雷暴海洋之国，至尊阶领域。介绍：本是蓝星世界的玩家，于7万多年之前降临到神域世界之中，成为了风暴之神。只可惜没能承受住亡灵大军的考验，沦为了一头丧失大半神智的活死人。看完了风暴之神的信息之后，秦风脑海之中顿时就冒出了无穷无尽的疑惑：蓝星的人，还是一个玩家，也就是说着，并非是蓝星第一次和神域世界接轨。亡灵大军的考验又是什么东西？这玩意儿还能让玩家变成这鬼模样？霎时间，千头万绪堆在了秦风的心中，缠绕成了一团理不出线头的毛线团。不过此时却不是理清楚这其中线索的时候，因为风暴之神特洛伦哈布斯堡已然对秦风发起了攻击。一道恐怖的幽蓝色能量团在特洛伦手中凝聚成型。别的不说，支持着雷球之中溢散而出的那些能量，就已然超过秦风之前遇到过的所有敌人展开的全力一击。看到这里，秦风也不犹豫，直接就开大了。叮咚，你发动了专属技能暴血，开启1度暴血，获得2倍全属性增幅，血量上限提升，当前血量不享受增幅，血量下降一半，持续30分钟，结束后将面临6个小时的虚弱期，可以通过再度暴血解除。叮咚，你发动了专属技能暴血，开启2度暴血，获得4倍全属性增幅，血量上限提升，当前血量不享受增幅，血量下降一半，持续30分钟，结束后将面临6个小时的虚弱期，可以通过再度暴血解除。叮咚，你发动了专属技能暴血，开启9度暴血，获得512倍全属性增幅，血量上限提升，当前血量不享受增幅，血量下降一半，持续30分钟，结束后将面临6个小时的虚弱期，可以通过再度暴血解除。一连串的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响起，秦风的实力暴涨512倍。放在平日里，一到秦风开启9度暴血，基本上就意味着战斗已经结束了。可此时却是不同，因为秦风面对的是至尊3阶的神灵，传说之中的风暴之神特洛伦哈布斯堡。在秦风开大招的时候，特洛伦手中的那颗蓝色雷球也朝着秦风所在的位置射了过来。轰轰轰轰轰轰，一阵阵爆炸之声响起，雷球所过之处，空间都因此破碎。如此威力的雷球，即便是防御力提升了512倍，且拥有着绝对抗性天赋的秦风也是不敢硬抗的。唰的一声，秦风发动了斩龙闪，以毫厘的差距躲过了这极其致命的攻击。看到自己的攻击落空了，特洛伦下意识的再度凝聚出了一个雷球，就要攻击向秦风。可是就在此刻，一道极其危险的气息却是从特洛伦的后脑勺的位置传了出来。只听得噌的一声，通过斩龙闪出现在特洛伦身后的秦风一刀砍向了特洛伦的后脑勺。在斩龙之刃还未接触到特洛伦身体之前，秦风以最快的速度开启了猩红之力。叮咚，你开启了猩红之力，你获得了500%攻击力提升，你获得了真实伤害能力。猩红的血气从秦风的身体之中爆出，斩龙之刃也在这一刹那被染成了血红色。嘘的一下，斩龙之刃锋利的刀锋狠狠地砍在了特洛伦的后脑勺之上。120亿。叮咚，你对风暴之神特洛伦造成了120亿的伤害，你恢复了54亿生命值。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斩龙之刃的附加特效断罪，此效果受到特洛伦阶位影响，当前效果为削减特洛伦5%的防御力，5%的异常状态抗性，15%的全状态恢复。伤害数值条爆出的那一瞬间，2道提示音也在秦风的耳边响了起来。一击得力之后，秦风并不恋战，直接就往后方退了过去。和秦风之前的那些个敌人相比，特洛伦强大太多了。不说攻击力，血量这种明显远远超过秦风的数值，单单就只是特洛伦的反应速度，也不是此时的秦风可以比拟的。如果不是此时的特洛伦神志不清晰，发挥不出来全部的实力，即便秦风开启了9度暴血，也不一定能够命中特洛伦。想到了这里之后，秦风直接就开启了狂猎者套装的技能狂猎，开始制造分身。一个人打不中你，那我就来2000个2万个。叮咚，你发动了狂猎者套装的套装技能狂猎，你的所有技能冷却时间归零，本效果持续15秒。刷刷刷刷刷，几乎只是一个瞬间，秦风就制造出了快2000个分身。得益于幻影替身那强大的效果，这些分身除了不能自主行动之外，和秦风本尊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区别。看着眼前这凭空多出来的无数个秦风，特洛伦眼眸之中显现出了一抹错愕。不光是他，就连躲在宫殿之中吃着瓜的亡灵大军的宠物也是一脸的震惊。我靠，这小子
怎么会那女人的能力？哎呦我操，这特么可闹大了！要是让那女人知道我拿这小子搞事情，她不得把我脑袋拿下来当球踢啊！啊，我的狗生怎么就这么惨啊？咋就干啥不顺呢？说到这里，一脸懊悔的短腿狗子伸出一只爪子捂住了自己的狗脸，另一只爪子则是狠狠敲打着阿拉克塞的墙面。二傻子，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小子会这幻影替身？你没问。阿拉克塞冷冰冰地回了一句：我没问你就不知道自己说吗？狗子怨气满满地说道。不过阿拉克塞明显不想搭理狗子，他不再说话，专心观看秦风和特洛伦的战斗。召唤出了2000多个分身之后，秦风朝着特洛伦的位置就爆射而去。嘘，120亿！斩龙之刃的刀锋狠狠地落在了特洛伦的身上，带起了一道恐怖至极的血线。特洛伦眼神一寒，他的本能告诉他这个应该是真神。篮球大小的雷球瞬间凝聚，可还未等着雷球发出，秦风分身们的攻击就到来了。嘘，120亿！120亿！120亿！感受着身体之上传来的剧痛，特洛伦顿时就懵了。不是刚才跑过去的那个才是真身吗？为什么这些分身还能对我造成如此恐怖的伤害？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特洛伦竭尽全力抵挡着秦风分身的进攻，但是秦风的分身实在是太多了，他又如何阻拦得住？而且这些分身的攻击还不是最为恐怖的，整整让特洛伦本能地感觉到生死危机的是，这些分身手里的那把刀。每一次他被这刀命中，他的身体之中都会被灌注进去一道道奇异的能量，这些能量的效果各不相同，有的能削减他的状态，有的则是直接降低了他的等级。现在才发现吗？已经晚了。看着特洛伦眼神之中神色的变化，秦风冷冷一笑，继续带着分身攻击。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斩龙之刃的附加特效腐蚀，开始判定成功。特洛伦每秒钟损失1级的等级，持续6秒。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斩龙之刃的附加特效断罪，开始判定成功。此效果受到特洛伦阶位影响，当前效果为削减特洛伦 5% 的防御力， 5% 的异常状态抗性， 5% 的全状态恢复。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斩龙之刃的附加特效实质，开始判定失败。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斩龙之刃的附加特效次元切割，开始判定成功。此效果不受任何效果影响，次元切割造成了360亿伤害。叮咚，你的攻击触发了审判效果，效果判定中，判定失败。一道道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不断响起，随着攻击次数的增多，特洛伦的血量不断下降，很快便不满1/3。看到这一幕，秦风知道斩杀线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从特洛伦的心中生出，他咆哮一声，便发动了自己的3大权柄，控制着风雷与万里狂涛，全力攻击向秦风本尊和分身。霎时间，天空之中刮起了一道道狂风，这风冰冷刺骨，仿佛能够冻结世间的一切。叮咚，你被凋零之风击中，你收到 1.8 亿伤害，512倍防御力加上绝对抗性的削减。风暴之神被改造了之后，丧失了部分技能，没得真伤。叮咚，你被凋零之风击中，你收到 1.8 亿伤害。叮咚，你被凋零之风标记，你每秒钟受到 1800W 伤害，持续18秒。狂风大作之时，一道道幽蓝色的雷霆也落到了秦风的身上，轰轰轰轰轰。叮咚，你被暴君之雷击中，你受到 3.6 亿伤害。一道道刺耳的提示音在秦风的耳边响起，秦风的血量迅速下降。看着自己不断下降的血线，后手多的爆炸的秦风丝毫不慌。斩龙之刃晋升到史诗阶并强化到+13之后，其附加特效裁决的判定血线便从最开始的 10% 提高到了 30%， 其判定成功的概率也来到了恐怖的 50%。也就是说，只要秦风将对手的血量达到了 30% 之下，他就有很大的可能触发这个附加特效。我可以被你打中很多次，但你只要再被我打中2次，你就要完。秦风表情逐渐狰狞，顶着落下的暴雷开启了猩红国度。叮咚，你发动了猩红主宰专属技能猩红国度，你召唤出来猩红国度，当前覆盖范围5万码，范围随等阶提升而提升，持续30秒。处于领域之内时，获得权柄锁闭能力，每锁闭一种权柄，消耗2万点生命值。提示音刚一响起，秦风就直接开始 ban 能力。此地禁止雷霆一时，此地禁止凋零之力，此地禁止潮汐之力。3句话说完，万里空间之中，猩红的血气便翻涌了起来。嗖嗖嗖，无数道令人牙酸的声音响起，一条条锁链从这些翻涌着的血气之中生出，缠绕在了特洛伦的身体之上。紧接着，这些锁链便从特洛伦的身体之中抽出了3个光团，砰砰砰，收紧的锁链拉爆了这3个光团。在这3个光团被摧毁之际，战场之中呼啸的狂风、炸响的怒雷、翻滚的浪潮，通通消失不见。天地之间存在着的只有猩红。看到这一幕，特洛伦心中的危机感更加强烈了。此时的他虽然由于亡灵之气的侵蚀没有了神智，但是作为一个生物的求生本能，他却是还保留着的。感觉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之后，特洛伦就要张开自己的领域，用领域去对抗秦风召唤出来的猩红国度。然而特洛伦不知道的是，他本能选择的战斗方法早已被老油条秦风秦大爷看透了。早在使用猩红国度封闭了特洛伦能力的那一刻，秦风就开始蓄力了。叮咚，你使用了斩龙之刃的附加技能刀之灵，你的移动速度提升 500%， 攻击速度提升 500%， 神经反射速度提升 200%， 动态视觉提升 500%， 异常状态抗性提升 500%， 免疫灵魂伤害，持续10分钟。叮咚，你发动了鲜血魔警的效果，你受到了 212.38 亿治疗，你获得了 407.62 亿护盾。叮咚，你发动了猩红之力，你消耗了 10% 最大生命值，获得了 500% 攻击力加成，获得了真实伤害能力。叮咚，
你发动了猩红标记，标记了风暴之神特洛伦哈布斯堡，当前标记数量2124，当前增伤倍率6372。叮咚，你发动了猩红决斗，你消耗一半最大生命值，强制将目标拖入异次元，并建立起绝对沉默领域，无视任何规则与权柄，不受任何效果影响。在此领域之内，双方均无法释放任何主动能力，包括但不限于主动技能、装备技能、道具能力。持续15秒。最后一道提示音响起的那一刻，特洛伦刚好召唤出了他的领域，解除了秦风的猩红国度对于他的压制。可就在他还未来得及扭转颓靡之势的时候，一道道恐怖的血气却是缠绕上了他。比起之前封锁他权柄的锁链，这些血气显然更为霸道，根本就不管他是不是神灵，是不是至尊，二话不说就拉开了一个异空间，将他丢了进去。进入到了这个异空间之后，特洛伦发现自己的所有能力全部都不能动用了。还未等他搞清楚为什么，一脸狰狞的秦风就提着斩龙之刃朝他脑袋砍了过去。下意识的，特洛伦抬手就要去抵挡秦风的攻击，可就在他抬手的那一刻，他身上的2000多道印记却是发出了刺目的红光。拜拜！秦风嘴唇微动，淡淡低语了一句。下一刻，斩龙之刃锋利的刀锋轻而易举地切断了特洛伦的胳膊，展开了他的胸膛，将他劈成了2半。764640亿，暴血的攻击力 x10倍暴击 x6.5倍增伤 x 猩红标记叠加倍率6732。叮咚，你击杀了至尊3阶神灵风暴之神特洛伦哈布斯堡。叮咚，你在猩红决斗之中获胜了，你可以自由退出猩红决斗场。2道提示音响起，秦风淡漠无比地收回了斩龙之刃，那模样仿佛刚才斩杀的不是至尊阶的神灵，而是枫叶城附近的野猪。略微喘了口气，插了会儿腰之后，秦风退出了猩红决斗创建的异空间。刚一回到试炼副本所在的神国之中，秦风的耳边便炸响了系统的提示音。与此同时，风暴之神特洛伦哈布斯堡的尸体下方也爆出了金光璀璨、无比诱人的战利品。叮咚，你击杀了风暴之神特洛伦哈布斯堡，你获得5000亿经验值，你获得5点血量，你获得1点灵体强度，斩龙之刃刀灵获得1点灵体强度。叮咚，你是用斩龙之刃杀死了风暴之神，斩龙之刃强化值+1，当前强化值为410000。世界公告：检测到华夏大区玩家天意在神灵试炼任务亡灵大军的试炼之中，击杀了至尊3阶神灵风暴之神特洛伦哈布斯堡，达成了首个至尊神灵击杀成就。特奖励经验值8000亿，金币5000亿，自由属性点3000点，幸运值30点，神级技能书召唤雷暴9阶转职书风暴使者。希望全神域玩家向天意学习，做大做强，创造辉煌。提示音炸响的那一刻，全世界的神域玩家都特懵了。此前秦风弄死神阶的神灵就算了，毕竟他们之中的有些人也算是见识过，即便是那些个没见识过的，也从各种任务之中了解到了这种等阶的存在的。但是此刻的这道提示音却是拿着小刀在这些玩家的屁股之上来了一下，让他们开了眼。我靠，神阶之上原来就是至尊吗？至尊3阶，那是个什么战力啊？天意大佬这么强大的吗？前不久才弄死了2个神阶9段的神灵，这才过了几个小时啊，怎么又杀了一个至尊阶的 BOSS 了呀？我已经麻木了，开始摆烂。我觉得你们都没有抓住重点，这世界通道的重点是至尊3阶的神灵吗？不该是神灵试炼任务吗？我靠，你这么一说，我才发现哈，天意大佬也太生猛了一点吧。别人进入试炼任务都需要跟 NPC 友好交流，天意大佬直接砍人，强啊！说你傻子，你还狡辩？那么几个大字儿你没看见？这特么是亡灵大军的试炼，那个风暴之神充其量也就是个前菜。下注下注，大家来猜猜，下一次世界公告响起的时候，天意大佬会不会宰了亡灵大军？哈哈，好事情啊！我压天意大佬可以，我也是。虽然我知道那个亡灵大军应该会很强，但是神域第1条例说得很清楚了，天意大佬在，绝对没意外。天意大佬，人形暴龙，所过之处鸡飞蛋打，人畜哀嚎。给你3秒钟的时间重新写，你这不押韵。扫了一眼喧闹的世界频道，又看了看自己的收获，秦风淡淡摇了摇头，有些失望。转职成为了猩红收割者之后，秦风就不需要任何的转职书了，只要等级到了，完成了转职任务，他就能自动转职为更高阶位的职业。在此情况之下，这本9阶的转职书对于他来说就变得毫无意义了。除开这个无比鸡肋的转职书之外，秦风这一次还得到了8000亿的经验值以及5000亿的金币。对于金币，秦风向来是多多益善，无论是多少他都不会嫌弃。但是看到这足足8000亿的经验值的时候，秦风就有些脑壳痛了。由于现在的他还没有统一整个大陆，没有办法向全世界开战，在此情况之下，他便无法去往泛美大区找到那座失落的猩红祭坛，完成转职任务。无法完成转职任务，秦风就不能继续升级，再多的经验值都只能是掉在马车前面骗傻子玩的东西，看得见摸不着，心头如刀绞。哎，有这么多的经验值又有什么用呢？还不是不能升级，好烦。秦风叹息着，将得到了那3000点的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在了力量之上。得益于鲜血统一的效果，秦风每加10个点的力量值，他的另外3个属性就会跟着加上2个点。就这样，秦风的力量值又往上升了3000点，其他的属性则是升了600点。加完了属性之后，秦风又看向了此次斩杀风暴之神获得的另外一个收获：召唤雷暴。类型：技能书。效果：召唤雷暴，持续30秒，覆盖范围3000码加智力值 x1.5。雷暴伤害：每一道落雷造成2000W 点基础伤害加 3.6x 释放者智力值。消耗1000蓝。冷却360秒。限制：法师。介绍：风暴之神特洛伦
哈布斯堡成神之前的招牌技能之一，拥有着极其恐怖的伤害能力。看完了召唤雷暴的信息之后，秦风感觉还算不错，值得丢给泰兰德他们学习。在秦风把主城升级到3本之后，他便动用长者祭坛，赋予了那6个英雄完整的自我意识。现在的他们已经可以通过自主学习掌握新的技能了。想到这里之后，秦风将这本技能书收到了自己的背包空间之中。做完了这一切之后，秦风走向了风暴之神的尸体，开始收捡地上掉落的战利品。叮咚，你获得了至尊阶灵魂结晶，风暴之神的灵魂结晶。叮咚，你获得了至尊阶能量核心，风暴之神的能量核心。和此前的那些次击杀不同，秦风这一次只从风暴之神的尸体之上拿到了2个战利品。虽然此次收获在数量之上很小，但是在质量之上却是能够稳稳地排进秦风击杀奖励的前3。原因无他，只因为这2个材料都是至尊阶位了。有了这2个东西，秦风就有希望能够打造出一把至尊阶的武器。在秦风前世的记忆之中，至尊阶位的武器锻造材料是极其稀有的。想要拿到足够打造一把武器的材料，几乎要掀翻一个国家，掘地3尺才能做得到。而且这样做拿到的材料还不包括灵魂结晶和能量核心。想要拿到这2个东西，不但需要击杀至尊阶位的神灵，还需要击杀者拥有强大的幸运值，缺乏其中任何一点都是不可能达成了。想到这里，秦风看了看自己高达205的幸运值，开心的笑了。秦风将2个材料收到了自己的背包之中，而后便看向了不远处的那座黑色宫殿，轻轻开口说道：“试炼完成了吗？我可以见亡灵大军。”听到秦风的问话之后，狗子没有一点期望达成的快乐，有的只是写满了狗脸的担忧。哎，你进来吧，我给你开门。说完这句话之后，狗子抬起了狗爪子，狠狠扒拉了一下身边的墙面。嘎吱一声，几十米之外的宫殿大门便打开了，昏暗的淡淡光芒从神国之中照射到了神殿里。看着面前洞开的神殿大门，秦风也不犹豫，径直便走了进去。此时距离他开启9度暴血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将近2分钟。越早进入，越早面对那个所谓的亡灵大军留下来的残影，暴血的虚弱期就能来得相对晚一点，秦风也就能有更大的把握面对可能会到来的变化。伴随着哒哒哒的脚步声，秦风走到了大殿之中。刚一抵达此地，秦风就看到黑漆漆的角落里走出来一个4脚着地的动物。这动物身穿着黑白双色的毛皮大衣，眼珠子二不拉几的胡乱飘忽着，脚下踩着6亲不认的8爷步，朝他慢悠悠的走了过来。哈士奇！秦风愣在了原地，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亡灵之城的本体居然是这么一头二哈。似乎是看出了秦风心头的猜想，二哈摇了摇脑袋，甩了甩舌头，二拉吧唧的说了一句：“我不是那阿拉克塞那个二傻子，他就是个巨的儿。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乔巴鲁，这是主人为我取的名字。这一次我被他丢到了这个世界，为进入这个秘境的试炼者布置试炼任务。”二哈说着，眉眼之中不知不觉的就多出了几分郁闷神色，也不掩藏自己的担忧。二哈开门见山，说下你是谁吧，我们交个朋友。听到这话，秦风又愣了。上辈子作为职业富二代，秦风从无数女人的嘴里听到过这句话，也体验过这句话之后的故事，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从一只狗的嘴里听到人话，更没有想到这狗子还要跟他做朋友。哎，我叫天意。你这就没意思了呀，居然就说个游戏 ID， 你这不是把我当外人看吗？你真名叫啥啊？又是那个国家的人啊？喜欢猫还是喜欢狗子？话音落下，秦风脸色就是一变。游戏 ID 真名，神域不是还没有降临到现实吗？ NPC 怎么会知道这是个游戏？一时之间，无数念头从秦风的心中浮起，搅得他理不清楚头绪。看着秦风一脸凝重的模样，哈士奇乔巴鲁挥了挥自己的狗爪子，解释了一句：“你不用紧张，哎，就直接给你明说了吧。你们玩的这个游戏就是我们做的，我们从不同的位面、不同的时间线找到不同的世界，开启这样的游戏。这些游戏在形式上可能千奇百怪，但是在实质上确实一样的，都是为我们挑选后备人才的。另外还要说的是，你玩的这个游戏并非是虚假的。游戏一旦开启，你们所处的时间线所在的世界就会受到高纬度力量的侵蚀。随着游戏的发展，你们所处的时间线所在的世界就会被并入神域游戏之中。换言之，到那时候，神域游戏就会彻底降临现实。你们挑选后备人才，游戏降临现实。听到这话，秦风皱了皱眉头。前世的时候，秦风就猜测过这个游戏的背后有人主使。此时从狗子嘴里得到实证，秦风自然没有过于惊诧。不过，此时由于信息实在是太少，根本就猜不出来什么。想要弄清楚真相，接受这个任务就变成了必须要做的事情。简单思考了一下之后，秦风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我接受。听到这话，狗子眉心一喜，赶忙跑到了秦风的面前，围着秦风就开始绕圈圈。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啊。其实这个试炼一共有3次的，不过由于你的实力有些出格，我就提前把最后的试炼放出来了。对，就是那个风暴之神。现在你已经通过了最后的试炼，我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一边说着话，狗子一边在地上刨。片刻功夫过后，地面上刻画着的魔法阵便亮起来了，大厅之中的亡灵大军雕像的眸子也闪动起了幽光。这个阵法还有几分钟就要启动了，你先等一会儿啊，我们再友好交流一下。话音落下，狗子停下了刨地的动作，蹲到了秦风的面前，开始套近乎。严格来说，我呢跟你也算是老乡，我也是被主人从蓝星带出来的，所以要不看在老乡一场的份上，你把你名字告诉我。秦风眉头一皱，略微思索了一会儿之后，便回了一句：李峰。哈哈，李峰，好名字，朗朗上口，不错。狗子欢喜的跳跃着，似乎达成了什么目的。你看，我们现在已经交换了姓名了，你知道我，我也知道你，我们可以算朋友了。这又是在搞哪一出？秦风面色诡异，不说话，静静的看着面前的狗子，等待着狗子骚操作。
朋友嘛，就是要互相帮助不是？你看啊，我这次直接让你参加了最后的试炼，免去了你的诸多麻烦，你是不是要投桃报李，报答我一下？秦风疑惑地看着乔巴鲁，不知道对方这是要干什么。被秦风的目光注视着，哈士奇乔巴鲁猥琐地用狗爪子掏了掏自己的大嘴，扭捏道：“不要想差了呀，我这不是在跟你索贿，我也不要你任何东西，我就是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秦风脱口问道。就是，你以后可不能跟别人说我直接就让你参加了第3次试炼啊，要是有人问你，你就说你是一路通关，完成了最终试炼才见到我的，明白了不？狗子一脸渴求地望着秦风，生怕秦风不答应他。违规操作呀你！秦风诡异地笑了笑。此时的他已经知道了狗子畏惧的是什么了，不过他却不打算为难狗子。好的，完全没有问题，我一定不会对别人讲的。李峰，我果然没看错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乔巴鲁的好兄弟了。来，我现在就给你开启法阵，现在就能给我开启法阵，不是说还要等几分钟吗？秦风一脸玩味地看着面前的兴奋的快要跳起来了的狗子，总有种被套路了的感觉。没想到我也会有被一条狗套路了的时候。在秦风暗自感慨的时候，狗子探出了狗爪，按在了地面之上亮起的魔法阵纹之上。狗爪刚一与地面接触到，一道恐怖的魔力从狗爪之中涌出，灌注到了地面的魔法阵纹之中。嗡嗡嗡嗡，无形的波动在整个大殿之中涌动而起，亡灵大军的雕像缓缓放出光芒。奇怪的是，这些光线并没有向四周发散而去，而是汇聚在了秦风面前的魔法阵的中心，变成了一个华夏人模样的虚影。看到这个虚影出现的那一刻，狗子以超过加藤老师的速度迅速往大殿角落的位置冲去。与此同时，大殿角落里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传送法阵。老子的任务终于结束了，我要吃火锅，我要搂小姐姐的腰，狗子话未说完，一道巨力便自虚空之中生出，将之捞回到了那具虚影的面前。跑什么跑？就你这业绩还想吃火锅？你做梦！一道陌生的嗓音在大殿之中响起，虚影彻底凝聚出了实体。出现之后，这虚影现实给秦风打了个招呼：“老乡，你先在这儿等会儿，我收拾了这懒狗之后就来找你。”话音落下，男子便抓住了哈士奇乔巴鲁命运的后脖梗子，将之一把领了起来。送你去了9个世界，你特么就睡9个世界都特么堵得水泄不通了，你都不行。就你这逼样，你还想着放假，还想着吃火锅，脸呢？说着话，男子扬起大逼篓子，一巴掌往乔巴鲁的狗脸上招呼，打得狗子直吐舌头。抽了9981巴掌之后，男子抬手就将狗子丢到了大殿的一个角落里。狗子刚一落地，一道黑漆漆的光柱就出现在了狗子身周，变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狗笼子，将狗子关了进去。里面待着去吧，什么时候有人从这个世界离开，你再给老子出来。收拾完了自家的狗子之后，亡灵大军齐格、加洛伦走到了秦风的身边。老乡，你好啊，喝饮料不？我这儿有红心2锅头、百事、农夫3全，还有营养块。操，我特么营养块限你！傻狗，你特么的！亡灵大军很是生气，一个闪身就冲到了关狗的笼子边上，左右开弓就开始抽狗脸。几分钟过后，齐格看着狗脸都被抽肿了的乔巴鲁，心满意足地走到秦风身边，递给秦风一瓶2锅头之后，就拉着秦风在地上坐下了。来，老乡，我们碰一个。砰这儿，两人举起了手中的酒瓶子，碰了一下。咕嘟咕嘟，齐格灌了一大口2锅头之后，问了一句：“那傻狗跟你说了些什么？你给我讲讲，我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是需要给你补充的。”他说：“这个游戏是你们做的。”秦风把狗子的话复述了一遍。听到秦风的回答之后，齐格沉吟了一会儿，才开口说道：“对是对的，但是不完整。你们进入的这个世界确实是我们构筑的，但却不是100%纯粹由我们构筑完成的。我们只是借助了苍穹圣域，做出了这么一个游戏。对于这个游戏本身，我们并不具备完整的管辖权，甚至游戏开始之后，我们都不能干涉游戏的进程。”说完这句话之后，齐格挠了挠脑袋，觉得这般表达不是很清楚，于是就换了种说法：“你可以这么理解，我们是在游戏之中利用游戏的编辑器创建了一个新的游戏。你们玩的这个游戏和我们一样，同样可以影响到现实，只不过你们这个游戏的底层逻辑是由我们玩的那个游戏决定的。我和你一样，同样是游戏的玩家，只是我的权限比你高一点。”听到这里，秦风皱起了眉头，他没想到上一世让他生死的游戏居然是个套娃。看着秦风的表情，齐格安慰似的拍了拍秦风的肩膀：“我理解你，当初从会长的嘴巴里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懵逼。不过嘛，既然玩都玩了，咱不妨继续玩下去。反正你们所在的时间线已经被苍穹神域给侵蚀了，你即使不玩这个游戏了，你也会被卷进去。”听到这话，秦风无奈的点了点头，他顺着齐格的话头说道：“是啊，如果你们说的是真的，那我自然是脱逃不掉的。”看着秦风的反应，齐格表情一怔，他没有想到眼前这个新人的接受能力居然如此的强大，面对如此劲爆的消息，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冷静了下来。这小子这心理素质有点离谱了呀，他要是进入了苍穹圣域，估计又是一头黑马。齐格暗自感慨着，此时的他并不知道秦风上一世的时候就经历过游戏降临现实，对这种泼天大秘密已然有了抵抗力。对了，我还没有跟你介绍我呢，我叫李树，蓝星华夏人，如果没出意外的话，我跟你是老乡。对了，这亡灵大军的身份不是我的，只是游戏编辑出来的一个角色而已。我在苍穹圣域之中有自己的角色 ，ID 也叫李树，到时候你进了苍穹世界，可以来黑天公会找我。你呢？你叫什么名字？华夏大区进入的大概华夏人。我呀，李峰。秦风脸不红心不跳，报了个假名。听到秦风的回答之后，李树脸上浮起了一抹无比和煦的笑容。他挪了挪定颜子，朝秦风的位子进了半个身位，
而后就无比热络地拍了拍秦风的肩膀，非常自来熟地说道：“缘分啊！我没想到我们俩居然是本家，我要是不照顾你，天理都难容。”说完这句话之后，李树目光炯炯地看向了秦风，真诚的一比：“兄弟啊，你听老哥给你说哈，在这个世界里，你绝对是称得上天才的。我虽然不经常查看这个世界，但是就凭你来到这里的时间点，我就能知道，此时的你已经凌驾于绝大部分人之上了。”李树架起了梯子，秦风笑而不语，等待着那个流传千古的但是。果不其然，在好好夸了秦风一遍之后，李树话锋一转，开始忽悠了。但是哈，你也知道，这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给你打个比方哈，你在你们村里可能是首富，但是你走到了镇里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现在所拥有的那点财富根本就不值一提。秦风淡淡笑着，随口应了一句，也就是说，我所在的这个游戏和你们所在的那个游戏相比，我的只是个村儿，你们的是小镇。李树顺杆爬，完全不带犹豫的，哪有那么简单的呀？如果说你所在的是个村儿的话，我们所在的苍穹圣域就是个位面，甚至说是个宇宙，都不带半点夸张的。你在这个世界之中，可能会因为自己的机缘，获得了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战斗力。这种战斗力能够让你在这个世界之中横扫天下，纵横无敌。但是你需要知道，能够进入到苍穹圣域的人，最起码也是你这样的，而且他们还要比现在的你更加的强大。说到这里，经验无比丰富的李树瞬间就让自己的脸色变得无比的凝重。而且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在苍穹圣域之中是没有复活机制的，这也就意味着你之前依赖过的作为玩家最大的优势将荡然无存。我呢，也不怕吓着你，就跟你直说了吧。很多新人在到达苍穹圣域之后，都是一副谁都瞧不起的样子。他们被自己此前的思维限制着，以为自己还能站在潮头，以为自己还是人群之中最为特殊的那个仔。结果呢，全他妈完犊子了！不是被苍穹圣域之中那些强大的有些变态的怪物给杀死，就是在决斗场里被人一招送回了老家，结局老特么惨了。看着一脸痛心疾首的李树，秦风嘴角抽了抽，淡声道：“谢谢提醒，进入到苍穹圣域之后，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小心行事，绝不去招惹任何人。”兄弟，你这就又肤浅了啊！你以为你不去招惹别人，别人就不会来招惹你？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熟悉的感觉又上心头，此时的秦风已然100%确定了一件事情，眼前这笔想打自己或者自己即将获得的东西的主意。果不其然，李树接过话头就开始解释：“我也不瞒着你，而且呢，这事儿也瞒不住你。就神域游戏现在这个发展状况，你多半会成为这个世界之中第一个通过天人之争的人，也就是说，你将成为这个世界之中第一个进入苍穹圣域的玩家。兄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什么？”秦风颇有兴味地问道。“意味着你将成为当前时间线这个世界的世界本源的第一持有人，意味着你将从零初雪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化身，也就是这个游戏的管理员手中，拿到这个世界的最高管理权限。更意味着你将在飞升到苍穹圣域之后，源源不断地从这个世界之中得到一种极其稀缺的资源，也就是所有苍穹圣域玩家都梦寐以求的东西——本源结晶。”说到这里，李树屈起食指，重重敲了敲地板，无比凝重地说道：“这个本源结晶就是我所说的怀璧其罪的那个璧，你懂了不？”“懂了。你是想说让我在进入苍穹世界之后投靠你们黑天公会，把东西交给你们，然后你们来保护我？”“不，也许都不是要求我加入你们，这估计都是个幌子。你们估计有什么手段，能直接控制我，把我变得和此前那个倒霉鬼一样？”秦风淡淡笑着，此时的他已经猜透了李树的心思，知道了李树接下来要说些什么。但秦风不是蠢人，也不是什么愣头青，他没有拆穿对方，而是无比自然地接住李树的话头，问了下去：“那我该怎么办啊？我可不想死。”“哟嚯，这么快就演起来了吗？你这种新人我可是见多了，表面上害怕，心里说不定在骂娘呢。不过这些都不重要，老子从来就没有在意过你们的想法，只要你跟着我走下去，你就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李树这帮人到达苍穹圣域已经有很多年了，为了尽可能地追上前者的脚步，扩大自己的苍穹圣域的势力，他们无所不用其极招纳新人。与此同时，他们也见惯了各式各样善于伪装的人，得益于无数年来积累下来的经验，他们总结出来了一套方法。运用这个方法，他们就能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利用信息差搞定那些对苍穹圣域一无所知的萌新。按捺即将完成业绩目标的激动，李树伪装出一副颇为为难，但又不想被人看出的模样，无比凝重地说道：“兄弟，你放心，我们既然是本家，那我肯定不会放任你不管的。只要你听我的安排，我保证你不会出半点的岔子。”听到这话，秦风心中狂笑不止，但在表面之上，他却装出了一副无比感激的神情。“谢谢。哎，谢就不必了，谁叫咱俩是本家呢？我不帮你，我帮谁？兄弟，你也别害怕，等我回去之后，我立马就跟会长打招呼，让他给你留个名额。以我在公会之中的资历，我们会长即使再有顾虑，也会看在我的面子上接纳你的。”经过一番你来我往的疯狂飙戏之后，秦风和李树达成了共识。秦风表示，只要自己飞升到了苍穹圣域，就会立刻加入黑天公会，希望到时候李树能给他留个位子。李树则是拍着胸脯子向秦风保证，说只要秦风到了苍穹圣域，他就会动用自己的全部关系，保证秦风的安全。对于这个友好商谈后的结果，两方面都非常的满意。兄弟，来，我们再干一个，喝了这瓶二锅头，我就给你开启法阵。不急，咱们一见如故，得多喝点。哎，也不差这么点功夫，老哥我回去还有事情，等你到了苍穹圣域，咱不醉不归。哎，那行吧，可说好了呀，到时候谁拉胯谁是狗娘养的。好，一言为定，谁拉胯谁是狗娘养的。咕嘟咕嘟，两个游戏数据喝得个面红耳赤，把只有口感没有醉意的觥筹交错演得像真的一般。又经过了几次推瓶换盏之后，
两人结束了这一次的拼酒，来到了亡灵大军雕像脚下站定。恐怖的魔力从李树的手指之中涌出，射入了亡灵大军雕像眉心处的那个凹陷下去的纹路里。嗡嗡嗡嗡，霎时间，整个大殿之中顿时就出现了一圈圈的魔法圆环，它们一层嵌套一层，无休无止。对了，兄弟，刚刚有件事儿忘了跟你说了，想要超脱这个世界，你需要从这个法阵传给你的信息之中自己寻找线索。这个法阵之中包含的信息量超级的大，信息的传递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你一定要做好准备，千万别中途放弃了。看着面前的魔法阵，李树装作才想起这件事的模样，对着秦风说道。秦风淡淡一笑，放心，我不会放弃的。那好，现在敞开你的心扉，用你的灵体全心全意的去接纳这阵法灌注给你的信息。话音落下，李树便引导着魔法阵将目标对到了秦风的身上。秦风一副毫不设防的样子，按照李树的吩咐就敞开了自己的心扉，将自己的意识和魔法阵连接在了一起。刚一连接上这道魔法阵，驳杂的信息便化作洪流，朝着秦风的灵体之中疯狂灌注。这些全都是神域大陆的历史，里面记录了亿万年以来所有被神域世界吞并的小世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秦风脸上的表情愈发痛苦。看着面前的秦风，李树暗自嗤笑，并没有动。小子，你终究还是嫩了一点啊！你既然能够通过山道的检测，你的灵体强度就绝不止现在这个程度，就这点信息量，怎么可能榨干得了你？还想骗我？你当我李树这么多年都是白混了的吗？给我忍着吧，等到你真正忍不住的那一刻，才是我动手的时机。1天过去了，2天过去了，5天之后，看着面前眼神空洞的秦风，李树脸上的表情愈发狰狞。小子，够能忍的呀，足足浪费了小爷3天的时间。不过这也是件好事儿，你的灵体强度越高，你对这个世界的掌控也就越深，你能拿到的本源结晶也就越多。哈哈，李峰，就叫你李峰吧，别怪我无情，毕竟我可是提醒过你的，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要怪的话，就只能怪自己理解能力太差，听不懂人话。毕竟你要是放弃了此次机会的话，我那你也是没有办法的。既然选择了接受统一世界的挑战，那你被我们彻底掌控，就是你注定了的命运，你反抗不了。一念及此，李树凝实的躯体渐渐模糊了起来，他变成了一股子黑气，悄无声息的就顺着魔法阵钻进了秦风的灵体之中。这黑气此前出现过，而且还出现过很多次。在神域世界之中，这被称之为亡灵之力，也被哈布斯堡家族的传人称之为亡灵大军的诅咒。随着这道黑气的入侵，秦风的裸露在外的皮肤一阵白一阵黑。与此同时，现实世界之中躺在游戏舱里的秦风，全身的皮肤也在黑白之间变换。不过这种变化并非是发生在秦风的皮肤之上的，而是灵体受到污染之后体现在肉体之上的映照。随着时间的推移，秦风身体之上的黑色渐渐隐去，从表面上看，此时的秦风和5天之前到达此地的秦风没有半点的差别。但是在实际上，李树释放的亡灵之力已然将秦风彻底的污染了，将7万年前发生在风暴之神特洛伦哈布斯堡身上的事情重演了一遍。嘎吱一声，大殿角落里的囚笼打开了，乔巴鲁摇着尾巴战战兢兢地走了出来，一脸怜惜地看向秦风。乔巴鲁，给老子守好这个人，如果发现他有承受不住的迹象，你得帮他渡过去，他对我们很重要。好的主人，好好工作，这事儿完了之后我给你放假。此时的大殿之中已然没有了李树的身影，凝聚成他实体的那些个魔力已经被他转化成为了亡灵之力，送进了秦风的灵体之中。不过实体的消散并不意味着李树就不能存在于这个世界。在苍穹神域之中打拼了这么多年，李树早就看破了虚妄，掌握了真正的规则，与神域世界之中那些所谓掌握了权柄实则被假象懵逼的生灵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得到了乔巴鲁的回答之后，李树淡淡嗯了一声，而后便散去了自己的意识体，离开了这个世界。感受着李树的离去，秦风的意识毫无半点波动，因为此时的他并不能肯定李树是否真的离开了，即使他确定了李树离开了此界，他也不会暴露自己没有被侵蚀的真相。不离开这个试炼空间，秦风都会是那副浑浑噩噩的样子。在秦风经历了山道的压制，战胜了风暴之神之时，他便对哈布斯堡家族的诅咒来源有了初步的猜想。见到李树之后，他的这一猜想更是直接从李树交代出来的那些信息之中得到了证实。早在击杀那些个从亡灵之城里走出的不死者的时候，秦风就从那些个不死者的灵体之上发现了异常。和他自己的灵体强度相比，那些不死者的灵体并没有强大到令他刮目相看的程度。但是奇怪的是，这些个灵体明明不如何强大的不死者战士，却拥有着不断死而复生的能力。只要不能杀死他们的灵体，他们就可以不断的复活。从那个时候开始，秦风就开始怀疑起了所谓的亡灵大军的诅咒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直到秦风看到风暴之神的那一刻，看到那个前一代的玩家那副半人半傀儡的样子，秦风这才知道那些个不死者已然成为了亡灵大军的傀儡，而风暴之神则是因为一些原因抵抗着亡灵大军的侵蚀，没有彻底的变得和那些不死者一个模样。再结合山道之上的那一道测验，秦风很轻松的就想明白了一件事情，想明白了风暴之神和那些个普通士兵以及他那些后代之所以存在着区别的原因，那就是他们的灵体强度存在着区别。风暴之神是至尊3阶的存在，在神域游戏之中，没有突破神阶的存在是很难有办法提升自己的灵体强度的。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有秦风那般堪称逆天的运气，不是所有人都拥有着斩龙之刃那样可以不断提升使用着灵体强度的武器。想明白了这一点之后，秦风对于李树的阴招自然也就不再担忧了，自然也就坦然接受了任务，接受了数十万年以来神域世界之中存在过的历史。在秦风接受魔法阵传递而来的信息的时候，神域大陆之上的搅动的风云并没有因为他的不在场而平息下来，反而
愈演愈烈。5天了，天意那小子已经进入那个大殿5天没有出来了。我派人进去查看过了，那里面却是存在着一丝微不可察的魔法痕迹。别想了，那小子肯定是去参加那什么亡灵大军的试炼，去取得亡灵大军的传承去了。动手吧，万一让那小子拿到了亡灵大军的传承，成功从试炼之中走了出来，我们可以就难办了。行，我这就通知联军的首领，让他们立刻动手。风暴帝国王都，银月、赤炎、凛冬3大帝国的守护神灵，眼神无比凝重地看着眼前的大殿，做出了彻底向秦风军队发起总攻的决定。5天之前，秦风的军队在攻占完了风暴帝国王都，搜刮干净了风暴帝国国库之后，便撤离了风暴帝国，回到了自己的领地之中。开始的时候，4大帝国的统治者还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他们发现风暴帝国大殿之中存在的那些魔法痕迹，他们这才想起了一件7万年之前的往事。7万年之前，风暴帝国的开国皇帝接受了亡灵大军的考验，获得了碾压一切的力量和知识。他的军队横扫天下，压得整个神域大陆乃至于整个世界都不敢作声。整个神域世界的所有国家都向这位皇帝俯首称臣，并将之供奉为大皇帝。如果不是后来风暴之神自身出了点岔子，估计整个世界都会被他彻底统一。在这等历史阴影之下，这3个联合在了一起的国家顿时就怂了。他们不知道秦风什么时候会从试炼之中走出来，更不知道秦风能不能得到亡灵大军的传承，成为7万年之前横压一切的风暴之神那般人物。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恐惧在这些帝国的统治者心中发酵，逐渐就变了味道。这么些年以来，他们身居高位，享受着作为世界拥有者的便利，享受着整个世界的供奉，过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美好生活。为了保住自己的生活，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利和地位，他们战胜了自己的心中的恐惧，一边重新调动大军朝着枫叶帝国的边境前进，一边派遣各自的护国神灵到风暴帝国的王都，时刻监视着秦风的动向。一旦秦风又从试炼之中走出的迹象，他们机会及时做出反应。我已经联系了3国联军的统帅了，他们会在半个小时之后对那位天意大公的领地发起总攻。希望不要出问题吧，我总觉得那片森林有些古怪。不古怪就奇怪了。你们要知道，那个天意和我们的主人一样，和那位风暴之神一样，可是个异人。对于这样的存在来说，再怎么奇怪的事情都不足以被称之为奇怪。说的也是，我们还是在这守着吧。天意的大军虽然强大，但是他们的数量毕竟太少了。我们光是前线部队就有700多万，还全是我们3国的精锐，这么多人不可能打不过他们。3位神灵你一言我一语，信心满满的等待着前线能够传来好消息。与此同时，枫叶帝国边境，秦风领地，兄弟姐妹们，脚印骑士传回来的信息，守在我们领地之外的军队已经动了，他们要对我们发起进攻了。按照他们现在的行进速度，最多半个小时过后，他们就会到达。泰兰德无比严肃地说着，眼神之中满是杀意。他们有多少人？卡莎抛着匕首，半点也不紧张地问道。差不多有750万人，这还只是他们的先遣部队，后面还有将近1500万大军，人数也不是太多嘛。我感觉我们可以吃得下这批先遣部队。盖伦不以为意，似乎在他的眼中，这700万人的先遣部队就是一点小菜。听到盖伦的话，泰兰德淡淡笑了笑，解释道：“这话没有错，但是却是有特殊性的。如果战斗发生在我们领地附近的话，借助永恒之树的增幅，我们却是能够很轻松地解决掉这些士兵。但是，一离开领地，吃不到永恒之树的 buff 过后，我们在人数之上的劣势就会被放大了。我们的士兵虽然个体实力强大，远远强过敌人，但是只要敌人的指挥官不傻，不跟我们硬碰硬，他就能活活耗死我们。那怎么办？耗不过就不打了。”盖伦急切问道。“那不会，我们需要动用一点计谋，请君入瓮，来个一锅端。”“怎么个请君入瓮？”卡莎停下了手上的动作，看向了满脸胸有成竹模样的泰兰德。在他这一问之下，在场的所有人也将自己的目光投注到了泰兰德的身上，等待着他的答复。察觉着众人的注意力都汇聚到了自己的身上，泰兰德淡淡一笑，解释道：“主人在离开之前给了我最高指挥权限，现在的我能够调用除了永恒之树之外所有的建筑，其中自然也就包括那10万颗远古守护者。”泰兰德的话音刚一落下，茂密的森林之中便传来了一阵沙沙声。下一刻，一双双眼睛从一棵棵平平无奇的大树之上睁开了，紧接着一根根由树干构成的巨大手臂也露了出来。泰兰德朝着这些显露出身形的远古守护者一指，淡声说道：“他们就是我们的杀招之一，不过这些远古守护者的移动速度有点慢，我们需要给他们创造战斗环境。”说到这里之后，泰兰德手一挥，从储物袋之中取出了一个地图。这个地图的比例尺不大，秦风的3块领地就将这个地图占据了整整1/3。点着秦风领地边界的一块地方，泰兰德解释道：“这个地方本来是不存在高地的，是我为了跟那3国联军一个惊喜，特意请求永恒之树改变了这块地的地貌，将之变成了一座高地。这个地方的地势比我们领地之中所有位置都要高，只要站住了这块高地，就能看到我们领地的全貌，并能够调动魔法部队对我们领地进行全方位的打击。”说到这里，泰兰德重重点了点地图，问了一句：“你们说，你们要是敌人的指挥官，你们会不会认为这是个兵家必争之地？会不会不顾一切的抢夺这块高地？”此话一出，在场众人脸色顿时就变得凝重了起来。“我会，我也会，这还用想的吗？肯定会啊。”泰兰德莞尔一笑，继续说道：“你们说的没有错，任谁看到这块高地都会起心动念，想要占住它。但是，我们也不要轻视了我们的敌人，绝不能让他们对于这块地的作用起疑心。为此，我们需要派遣一支敢死部队，竭尽全力的抵挡，在经过一番鏖战之后，再把这份礼物交到他们的手中。”泰兰德收起了面前的地图，无比凝重地问道：“在场的各位，谁觉得自己有能力接下这个担子，能够完成这请君入瓮的任务？”“什么？这事儿不是你来操作的吗？打架我擅长，
这演戏我可不会啊。盖伦一脸惊诧地看向泰兰德，脸上写满了疑惑。在过去经历的那些战斗之中，他们只需要按照泰兰德所说的去做就行了，事情无论巨细，泰兰德都会给他们安排的妥妥当当。此时，泰兰德突然提出需要有人代替他指挥军队，表演落败，请君入瓮。在场的一众英雄直接就愣住了。是啊，泰兰德，你要是让我去拿了敌人指挥官的脑袋，我是不会有半点的微词的，直接就照做了。可是指挥这事儿我不擅长啊。卡莎很是为难，他只是个玩匕首的小刺客，哪里懂什么指挥？看到卡莎和盖伦的反应，泰兰德不禁叹息一声，而后便把目光看向了萨勒芬妮和娜迦。别看我，我只是个辅助；也别看我，我也只是个辅助。两人回答之际，傻狍子莉莉亚瞪着大眼睛，摇晃着手里的树枝，挑着身边的树叶子玩，一脸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模样。无奈之下，泰兰德只好将目光放到了尤迪安的身上。不过看了一会儿之后，泰兰德却是收回了自己的目光，叹了一口气。在秦风招募到的这些个英雄之中，除了泰兰德以外，指挥能力最强的就是尤迪安了。不过，作为己方阵营除了永恒之树等树人之外最为强大的战力，泰兰德并不希望尤迪安过早的暴露到敌人的面前。尤迪安自己也知道这一点，自从泰兰德第一次给他说明这个问题之时，尤迪安就确定了自己在秦风军队之中的作用。他就是个隐藏的牌，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是不能打出去的。毕竟此刻对秦风领地虎视眈眈的可不是只有那些军队，那些军队的背后还站着三大帝国的守护神灵。算了吧，前线的任务还是我来做吧。泰兰德揽过前线指挥官的任务，而后他便走向了一旁的演武场，开始调集军队。可在就此时，一个穿着枫叶帝国制式盔甲的女人却是从一旁海瑟薇一行人的位置走了出来。泰兰德将军，其实你可以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听到这话，泰兰德转过头看向了从人群之中走出了叶红鱼。对于这个女人，泰兰德是有所了解的，知道这个女人在枫叶帝国军队之中就任之时的战绩。而且叶红鱼第一次到达秦风领地的时候，还是他接待的叶红鱼。后来在带着大军出征的那些日子里，泰兰德还交给了叶红鱼一个任务，让他留在领地里训练那些后续被生产出来的士兵。不过因为种族之间的差异，两人的关系并没有太大的进展，一直都停留在见面打个招呼的水准之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布置任务的时候，心事重重的泰兰德并没有想到自己主人的麾下居然有着这么一个指挥能力出众的人类女孩。泰兰德思索着的时候，叶红鱼往前进了一步，补充说道：这些日子里我也跟着莉莉亚学了一点精灵魔法，虽然不是很正宗，但我现在还是能够利用这魔法和士兵们进行实时通讯的。听到这话，泰兰德眸子里顿时就闪过了一道金光。此前他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在盖伦等英雄的身上，就是因为这些英雄同属于暗夜精灵，掌握着暗夜精灵一族与生俱来的心灵通讯能力。此刻叶红鱼既然通过了其他的路子掌握了这种方法，那就可以将这个任务交到对方的身上。好，那就交给你了。泰兰德的话音刚一落下，叶红鱼的脸上就出现了一抹难以抑制的喜悦之色。他往前迈了一步，离泰兰德所站的位置又近了一点。他拱起了手，抱拳说道：叶红鱼必定不会辜负使命。泰兰德点头，而后便调动了30万女猎手、2万巨熊战士、2万角鹰骑士、2万小鹿给了叶红鱼。哒哒哒的脚步声在密林之中响起，大军朝着秦风领地边缘的那一处高地赶去了。叶红鱼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盔甲，就要跟在军团的后边与之一起前往阵地。可就在此时，泰兰德却是伸手拦住了他。演戏是需要下的本钱的，一旦让他们察觉到了不对劲，他们就有可能不上当，这种可能我们是不能够接受的。你把这些魔导大炮带过去，立在阵地之上，恰当的时候也可以丢弃掉他们，给一点甜头给敌人尝一尝。说完这句话之后，泰兰德又看向了一旁站着的卡莎众人。还有你们也需要跟着叶红鱼一块儿去。在之前的战斗之中，你们出现的次数有点多，敌人对你们肯定也做过分析，你们要是不到场的话，他们估计会心存疑虑。好啊，你都说了，我们肯定是要去的。遵命。莉莉亚已经就位，众英雄欢天喜地的就要跟着叶红鱼离开。记住，我们这次的目的是要把他们放进来，一举歼灭掉他们的主力部队，千万别杀害了。泰兰德心事重重的提醒道。没得问题，我只是个辅助，我也只是个辅助，我也是辅助。莉莉亚摇晃着树枝，点着卡莎和盖伦。泰兰德这是在说你俩呢，别光顾着自己杀，要记得我们的任务，你们清楚了没有？卡莎别过脑袋，都不搭理装相的莉莉亚。脾气火爆的盖伦也是没有发作，没办法，睡觉莉莉亚长得可爱，是团宠呢。走了呀，泰兰德你忙吧。见卡莎和盖伦不搭理自己，莉莉亚倍感无趣，催促着众人朝着阵地而去。十几分钟过后，20多万大军摆好了阵型，站在了高地之上。站在最前面的是一个个人形的巨熊德鲁伊。由于战斗还未真正打响，这些巨熊德鲁伊就没有放弃自己的智商，变成皮糙肉厚的巨熊。而在这些巨熊德鲁伊的身后，则摆放着整整7000多门魔导大炮。每一门魔导大炮之中都放进去了专用的能量结晶，只要发现敌人的踪迹，就能立刻开火。而在魔导大炮的后边站着的则是足足2万头小鹿，他们手执着标枪，神情无比严峻地看着远处，一副随时要把标枪射出去的模样。角鹰骑士编队则是盘旋在阵地后方的密林里，死死地盯着阵地上方的天空，不肯放过半点异常状况。2支女猎手骑兵则是严阵以待的，紧紧握着自己手中的月刃，随时准备着冲锋。我感知到了有生物在朝我们所在的位置前进，数量有10几头，速度非常的快。卡莎冷着脸将坐标发送到了骑着白老虎、假扮成泰兰德模样的叶红鱼的脑海之中。这应该是敌人的侦察部队，他们既然已经出现了，那就意味着敌人的大部队离我们不远了。要不要弄死他们？盖伦紧了紧手中握着的大宝剑，随时准备上服务。叶红鱼淡笑一声，自然是要的，不弄死他们才是不正常的。话音落下，
一道月白色的魔法波纹便在叶红鱼的身上亮起了，他的意识瞬间就和天上的角鹰骑士联系上了。角鹰骑士，全歼敌人侦察兵！命令刚一下达，上百头角鹰便从阵地后方的密林之中飞了出来，朝着叶红鱼给他们标记的位置就冲了过去。嘘嘘嘘嘘，达到既定位置之后，一道道羽箭破空的声音响起，瞬间就将地面上的那些个侦察兵给射成了筛子。秦风领地10几公里之外的埋骨荒原之上，报告将军，我们的侦察傀儡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而且是在同一时间。一个传讯兵面色紧张地向联军的统帅罗威尔·阿克蒙德汇报。哦，这些人也不是太蠢嘛，还知道占领高地，摆好战阵。罗威尔淡淡笑着，丝毫没有把那些个侦察傀儡的损耗放在眼中。早在他派出这些侦察傀儡的那一刻，他就做好了这些傀儡会被摧毁掉的准备。再说的直白一点，他所求的就是通过这些侦察傀儡的消耗来确定秦风军队主力所在的位置，加大数量，继续朝之前的方向投放侦察傀儡，尽可能的测试出他们的火力上限，确定他们的人数。另外，现在可以把东南、西北、西南3个方位的士兵撤回来了，其他几个方位的侦察傀儡先保留，预防敌人包夹我们。说到这里，罗威尔不禁笑了笑。从军这么多年以来，他从来就没有打过像现在这么富裕的仗，手下的士兵最多也就100多万人。在这等情况之下，罗威尔养成了极其谨慎的性格，喜欢在开战之前将自己的眼线尽可能的散布到战场周边，监视敌人的一举一动。可是这种思维方式放到现在却显得有些谨慎过于了。要知道，他现在可是统帅着3个帝国的联军，掌握着整整700万的军队。秦风的那些个士兵虽然单体实力非常的强悍，但是在绝对的数量面前也掀不起什么风浪。遵命！传讯士兵一拱手便退了下去。片刻功夫过后，随着一道命令的发出，3国联军的军阵之中立刻就走出了上千头侦察傀儡。这些侦察傀儡是由岭东帝国独有的一门秘法制作而成的，造价极其高昂，不过效果也非常的好用。只要这些侦察傀儡被摧毁，他们就能将死前的画面传送回来。也就是说，只要他们能逼出秦风军队动用全力，罗威尔这方就能够从传回来的画面之中直观的看到秦风军队的情况。启动3级加速，目标 K11 区域高地。随着指令的落下，站在军阵最前方的那3000多头侦察傀儡的身上便出现了耀眼的红光。与此同时，一个个闪烁着的微型魔法阵也出现在了这些侦察傀儡的身上。轰轰轰轰轰，巨大的脚步声响起，这些个侦察傀儡瞬间就爆发出了最高速度，朝着秦风军队所在的阵地而去。几分钟之后，这些傀儡便进入到了卡莎的感知范围之中。又来了，这一次比上次还要多。有多少？大概3000多头。听到卡莎的回答，叶红鱼皱起了眉头。作为前枫叶帝国的女将军，叶红鱼是知道岭东帝国的这种侦察傀儡的，清楚这玩意的造价何共呢？有钱就是豪横啊！暗自感慨一声，叶红鱼也不犹豫，直接就让角鹰骑士全军出动，用最快的速度消灭这些侦察傀儡。嗖嗖嗖，密林之中，一个个角鹰骑士飞出，窜到了侦察傀儡的头顶之上，而后他们射下一根根能量羽箭，顷刻之间就将前来侦察情况的侦察傀儡射成了废铁。接收到角鹰骑士传回来的画面之后，叶红鱼冷笑一声，看向了远方。此时的他已经通过侦察傀儡的速度，以及第一波侦察傀儡和第二波侦察傀儡出现的时间间隔，推算出了敌人所在的大致方位。另一边，在侦察傀儡刚一被覆灭的那一刻，传讯兵便将报告递到了罗威尔的手中。看着手中的报告，罗威尔脸上的笑意愈发浓重了。哈哈，真是愚蠢！你以为派出那支神不知鬼不觉的飞行兵击杀了我的侦察傀儡，我就不能判断出你们有多少人？可笑，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判断你们有多少人。我想确定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你们主力所在的位置。3000多头侦察傀儡被你们一夕之间消灭，还让我们看不到你们是怎么做到的。你们的主力要是不在这里，谁信？想到这里之后，罗威尔也不再试探了，他直接发布命令，让军队出动，全军出击，目标 K11 区域高地，碾压他们。话音落下，传讯兵便吹响了战争的号角，在魔法能量的加持之下，这声号角传得极远，传遍了站着整整750多万军队的埋骨荒原。而后，由3色旗帜组成的洪流便开始朝着目标地点进发了。轰轰轰轰轰轰！随着他们的推进，整个地面都开始了上下摇晃，就像是一张承受着激烈交战的水床。5分钟过后，一道道由100万人汇聚而成的脚步声在叶红鱼的耳边响起。近处的地平线之上也出现了一道3色海潮。计算着距离，等到这些敌人进入到了他们以为会挨打的位置之后，叶红鱼便下令让魔导大炮开火，全力开火，不要吝惜任何一发炮弹。话音落下，一个个下了黑豹的女猎手便将自己的魔力注入到了引导器之中，一道道耀目的魔法纹路在魔导大炮的炮管子上亮起，粗大的炮口之中也出现了赤白色的亮光。砰砰砰砰，一连串打炮的声音在阵地之上此起彼伏的响起，一颗颗魔导炮弹不要钱的砸向远处的敌军。战争一触即发。看着面前朝着自己轰来的魔导大炮炮弹，罗威尔面色如常，他悠哉悠哉地说道：“让魔法部队开启临时防御屏障，也不用太用力，我们人多，一人拿出1/3的水平就能拦下这些炮弹了。”话音落下，命令顿时就被传到了整个军队之中。下一刻，一个个魔法师从重重保护之中走了出来，他们高举起自己手中的魔杖，念诵起了咒语。嗡嗡嗡嗡的吟诵之声响起，一道道颜色各异的防御魔法升起，汇聚在了整个军阵的最前方，变成了一道流光溢彩的防护屏障。一般情况之下，一个军队是不可能如此奢侈的消耗魔法师的魔力的，因为一个军团之中的魔导部队最多也不会超过5万人，如此消耗，不到几分钟就能够把所有的魔法师都抽空。但眼下罗威尔所掌握的这个3国联军可不一样，
为了一举摧毁秦风的领地，消灭秦风的军队，三国的统治者将自己手中将近一半的精锐部队都送到了这支联军之中。在此情况之下，这支联军的魔法师数量达到了极其恐怖的70万人，足足占到了整个军团的1/10。如此巨大数量的魔法师，搞一个魔法屏障护住最前方的军队，何其轻松！轰轰轰！一个个魔导炮弹撞上了那流光溢彩的防御屏障，半点水花都没有掀起，便被泼灭了。看着眼前的一切，罗威尔笑了笑，下达了第2道命令：礼尚外来，他们既然给我们送了大礼，我们自然也就不能不讲人情。传我命令，向着敌人的阵地开炮！命令传出，三国联军的阵型再度发生了变化，一辆辆崭新的魔导大炮被这些人推了出来，其总数足足有12000多门。嗡嗡嗡嗡嗡！随着这些大炮开始汇聚能量，一阵恐怖的魔法波动便传递响了四周，传递到了叶红宇等人所在的阵地之上。这是魔导大炮的气息，我们要挨轰了。对了，数量还不少，最少都比我们的要多。卡莎面无表情地说着，仿佛在说着一件不足轻重的事情似的。盖伦扭头看向了娜迦和萨勒芬妮，问道：“你俩能顶住不？”“可以，开个盾就完事儿了，不会有半点损伤。只是这些大炮怎么办？”娜迦看向了叶红鱼，等待着对方的决定。“没事儿，毁了就毁了，反正还有人给我们送新的。”娜迦笑着点了点头，而后直接就升到了空中，发动了和风守护。下一刻，庞大的风元素在战场之中聚集，将美战阵最前方的巨熊德鲁伊给包裹了起来。得到了那家的护盾之后，巨熊德鲁伊们也不废话，直接就变成了巨熊，并开启了鼓舞技能。叮咚，巨熊德鲁伊发动了技能鼓舞，获得鼓舞 buff 叠加，总计提升 798% 移动速度、攻击速度 426% 攻击力提升。此 buff 数量越多，效果越小，具有边际效应。上完 buff 之时，那1万多颗魔导炮弹也抵达了阵地之前，不超过2秒，这些炮弹就会落下来。吼吼吼吼！巨熊拍着胸口，发出声声怒吼，而后便跳上了天空，用肉身扛大炮。三国联军围攻秦风的领地，秦风本人又不在领地之中，这就使得那些个被秦风压制了许久的玩家们，一个二个觉得自己又行了。世界频道直播区，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炎帝国的玩家，我叫马卡巴卡，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马卡巴卡调整世界，将焦点聚焦到了蔓延数十公里的三国联军之上。诸位，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赤炎帝国的方阵，他们精神非常矍铄。左边一点点的是银月帝国的方阵，他们的精神也非常的矍铄。右边的则是凛冬帝国的方阵，他们也非常的矍铄。马卡巴卡开场白还没有说完，直播间弹幕之中的玩家们就开始吵了起来。煞比主播，赶紧切镜头，我们要看天翼大佬的军队如何被魔导大炮轰死的。哈哈，我也一样，虽然你现在离得比较远，只能让我们看到点炮火，但是就是这点炮火，我就能挠不出天翼大佬军队的惨叫声了。一群宵小之徒，天翼大佬这才下副本几天，你们就猖狂成了这个样子，就不怕天翼大佬出来弄死你们吗？笑话，天翼大佬都不参团了，我还不能猖狂一点？煞比主播，快点切镜头，让我爽爽。看着公屏之上雪片一般纷飞的弹幕，马卡巴卡听话的调整了角度，将焦点聚集在了远处那被炮火锁定了的阵地之上。霎时间，一颗颗魔导炮弹飞出去，得到轨迹便出现在了直播间的画面之中。看着这些带着毁灭能量的魔导大炮，三大帝国玩家们兴奋的都快要跳起来了。哈哈，爽了，爽了！虽然还没有落下去，但是天翼大佬被这么对待，我就已经很舒服了，舒服了。即使后来被天翼大佬灭国了，我特么的也无怨无悔。这炮火飞的都给我看激动了，我决定了，以后天翼大佬带着大军来揍我的时候，我肯定要用我的脸给他来一巴掌。赤炎帝国加油，凛冬帝国加油，银月帝国加油！我靠，我看到了天翼大佬，他正在朝他领地飞。天翼大佬牛逼！刚才那个弹幕不是我发的，是我的好兄弟发的。你要砍的话，你就去砍他。天翼大佬牛逼！枫叶帝国万岁！干翻三国联军！哈哈，一群傻逼，我骗你们的，天翼大佬没有回来。卧槽！别吵了，你们快看，那尼玛巨熊居然肉身扛炮弹，这特么的是什么怪物？纷纷闹闹的直播间之中，一条写满了恐惧和震惊的弹幕出现在了众多沙雕弹幕之中，显得极其的格格不入。但是下一刻，当这条弹幕把观众们的注意力转移了过去之后，整个直播间的画风都变了。只见直播间画面之中，一个个身形魁梧的巨熊从远处那被轰击的阵地之中跳了起来，挥舞着自己的熊掌嘛，朝着那些个威力恐怖的炮弹就轰了过去。炮弹刚一熊掌一接触，就直接炸开了，变成了漫天溢散的能量。而那些被炮弹轰击了的巨熊，则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其中有些个皮一点的还在空中扭了扭自己的脖子。我靠！据我所知，这些炮弹打人的时候虽然没有伤害加成，但是也是1000多万的伤害的吧？这些巨熊为啥屁事儿都没有啊？我想起来了，我看过这些巨熊的信息，他们那个防御力离谱的一笔。不仅是防御力的事儿，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这些巨熊特么的都有护盾，还特么厚的一笔。我刚才看了看啊，那些炮弹连这些巨熊身上的护盾的1/10都没有干下去，恐怖如斯，简直就是恐怖如斯啊！天翼大佬果然还是天翼大佬，生产出来的小兵都特么这么的猛。哎，今天又是梦想破灭的一天，不过我已经适应了，毕竟在天翼大佬面前，谁的梦想又能一直不破灭呢？说的好有道理，我居然无法反驳。不仅是玩家们被这些巨熊的操作给惊讶到了，三国联军的统帅罗威尔也是一脸的惊诧，这些巨熊究竟是个什么怪物，居然还能如此的勇猛？早在接到三国的授权，接手着三国联军的时候，罗威尔就从自己的信息渠道之中了解到了秦风手下这些巨熊那强大到了极点的战斗力。毕竟那一时刻距离这些巨熊的第一次出手已经过去了很久了，罗威尔知道这些信息也不是很过分。但是罗威尔没有想到的事情是，这些巨熊不但实力强大，
而且还如此的悍不畏死，直接都不带避避的，用自己的肉身去扛炮弹。不过罗威尔毕竟是三国联军的指挥官，片刻的震惊之后，他就缓了过来。要扛炮弹是吧？那你特么的就别怂，老子看你们能够扛得住多久。罗威尔眼中爆发出一抹狠辣神色，他下令道：传我命令，不用节约弹药，不要吝啬于大炮的磨损，全力开火，给老子轰！一声令下过后，军阵之中的那些个魔导大炮便以比之前还要恐怖的速度开火了，丝毫不在意炮弹的消耗和魔导大炮的磨损。轰轰轰轰轰，一波攻击，两波攻击，无数波攻击。看着天空之上那比下暴雨之时落下的雨点还要密集的炮火，叶红宇转过脑袋，看向了一旁的那家，顶得住吗？顶不住的话，我来想点法子。就这点炮火，怎么可能顶不住？那家微笑着回答道：你和我们一起战斗的时间还比较少，不是很清楚主人这些士兵的战斗力。这点炮火对于我们的巨熊战士来说，连挠痒都算不上。就这么跟你说吧，即使这些人把他们的炮弹打完了，他们也别想真正伤害到这些巨熊战士。你要知道，主人在走之前可是给我们升级了终极防御的。听到那家的回答，叶红鱼心中最后的一点担忧顿时就消散了。他平静地转过头，看向了战场之中肆意挥舞着熊掌，将一个个魔导炮弹排成粉碎的巨熊。一时间，往事渐渐浮上了他的心头。他想起了自己的那些个战士。哎，如果我当时有这么一支军队，不，我当时要是有100个这样的巨熊战士，我的那些个兄弟也不至于死得那么的惨啊！回想着地窟之中自己的属下被全灭的那一战，一抹无法掩藏的悲凉顿时就填满了叶红鱼的心头，让他的情绪瞬间就低落了下去。不过，叶红鱼毕竟是名满整个枫叶帝国的天才少女，心理素质强大的一笔。她迅速察觉到了自己心态的变化，她知道这样的心态会影响到这次的战役。不要想了，不要想了，你现在是天翼大公的兵了，你有机会为自己以前的兄弟报仇的，一定有。相信天翼大公，他既然说了会为你报仇，就一定会带着他的军队前往地窟，把那些个魔物统统杀光。你的任务是诱敌深入，诱敌深入。叶红鱼瞬间调整好了自己的状态，将全部的身心投入到了面前的战斗之中，等待着终将会到来的转变。另一边，在叶红鱼走神的那一刻，三国联军的统帅罗威尔也渐渐察觉到了不对劲。经过了这么多轮次的炮轰，他们军阵之中的一些割魔导大炮都因为过热的问题而不能继续发射炮弹了。但在远处的那个阵地之上，那些个扛了无数发炮弹的巨熊却依旧跟个没事人一样，来一个炮弹拍一个炮弹。虽然也会漏掉一些个炮弹，但是就凭那些漏掉的炮弹，根本不足以对阵地之上的那些个敌人造成杀伤。敌人没有被炮火削弱也就罢了，自己这边的魔法师们则是在对手礼尚往来的那些个炮弹的轰击之下，一点一滴的消耗着魔力。这样的消耗虽然很少，但是时间要是一长起来，却是可以汇聚成绝地的洪流的。继续这样下去可不行，估计我们的炮弹都打光了，那些个巨熊估计也会像个没事人一样活蹦乱跳的，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从军多年的罗威尔深知这个道理，与其就这样和敌人耗下去，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军队的战斗力被敌人一点点的磨损下去，还不如拼一把，直接和这些个巨熊来白刃战。想到了这里之后，罗威尔当机立断，下达了命令：全军出击，目标敌人的阵地，和他们打进深战。呜呜的号角之声在战场之中响起，三国联军迈着无比整齐的步伐，一步一步朝着叶红鱼所在的阵地而去。这些人全部都是3大帝国的精锐士兵，等级最低的也有60多级。很快，他们便移动了将近2000米的距离，还要6、7千米就能够抵达阵地了。看到这一幕，叶红鱼拧紧了眉头。如果我是对面那个统帅，我的阵地正在被敌人步步逼近，我会怎么做？叶红鱼对比着双方的实力，竭尽所能地思考着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打消敌人的疑心，让他们步步深入到己方的陷阱之中。想了几分钟过后，叶红鱼做出了决定：角鹰骑士团全体出动，尽可能地阻拦敌人推进的步伐，战死率达不到30%不能下战场。话音落下，角鹰骑士团的士兵就出动了。此时的叶红鱼得到了泰兰德的授权，是这战场之中的最高指挥官。他所说的话就像是秦风所说的一样，对于这些角鹰骑士来说就是绝对要服从的命令。然而绝鹰骑士们按照叶红鱼的吩咐去做了，并不意味着场中的那些个英雄也认可叶红鱼的做法。叶红鱼，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让主人的士兵去送死？还不到30%的死亡率不能下战场？你知不知道我们出征风暴帝国到现在，总共的战死率都没有2%？盖伦脾气最是火爆，他第一个站出来质疑叶红鱼的决定。在盖伦出生之后，卡莎等人也将质疑的目光对准了叶红鱼。此时的他们虽然没有说话，但是态度却是无比的明显，他们站盖伦这一边。赶紧把绝鹰骑士都叫回来，我们和他们打阵地战不好吗？为什么要把绝鹰骑士派出去？盖伦步步紧逼，就差把手中的大宝剑架到叶红鱼的脖子上了。叶红鱼转过头来看向了盖伦，他并没有因为盖伦的质疑而生气，或是感到没有被这些人认可。他现在是战场最高指挥官，他需要绝对的冷静。你说的不错，但是你知道你们的战死率为什么不超过2%吗？你清楚其中真实的理由吗？什么理由？你说。被叶红鱼这么一问，盖伦的气势顿时就下去了。他只是个莽夫，打架他很擅长，但是战争这种事儿一直都是秦风本人和泰兰德在管，压力从来就没有落到他的身上过，他自然也就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承认主公的军队确实非常的强大，任何一支数量与之相等或者不超过一个数量的级军队都不是主公军队的对手，但是这并不是你们能够一直胜利的真正原因。你可以想一想，从你们出征到现在，你们可遇到过任何一次艰难的战斗，又有哪一次面临远超出你们数量的敌人之时，不是主公本人冲在了最前方替你们开路的？此话一出，盖伦直接就愣在原地。叶红鱼所说的的确是事实，
在进攻帕黎城的时候，是秦风自己开启了暴血，一脚摧毁了帕黎城的城防。在洛德西高地的时候，秦风更是一个人摧毁了风暴帝国200万大军，极大的削弱了风暴帝国的军事力量。在风暴帝国王都之时，秦风更是独自迎战对方的9段神灵，并且摧毁了他们无法应付的不死者大军。看着愣愣不说话的盖伦，叶红鱼一字一顿道：“有些时候，牺牲是有必要。”此话一出，场中的众位英雄瞬间就陷入了绝对的沉默之中。卡莎不再抛匕首，那家落到了地上，就连最为活泼的傻狍子也放下了手中的树枝，静静地看着叶红鱼。我承认，如果我们不想全歼对方的话，凭着我们士兵强大的单兵素质，我们不但能够降低阵亡率，我们还能够在局部之上打赢1-2场胜仗。但是，说到这里，叶红鱼话锋一转，继续道：“但是，即便我们打赢了1-2场胜仗，打退了敌人之后，我们又能怎么样呢？你们要知道，在我们面前的敌人可是足足有750多万。你们清楚这个数量的意义吗？这意味着，他们仅仅是凭借着人数就能将我们耗死。”叶红鱼眼神冰冷，如同万年寒冰。他冷冷地环顾全场，掷地有声道：“而且，你们不要忘了，这还只是敌人派来的第一支部队，在他们的身后还有着3大帝国共计1500万的联军，而在这些联军的背后，还潜藏着3大帝国真正的帝国底蕴。你们可不要只以为就风暴帝国才有不死者军团那样的后手吧。如果我们不能在此战之中消灭掉敌人派来的先遣部队，不能削减敌人的数量，几天之后，甚至都用不了2天，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就会是超过2000万的史无前例的人类大军。这一批大军有着整整3个帝国为他们供养补给，为他们运送装备。而我们呢？我们能够依靠的只有主公留下来的后手，还是不能全部动用的那种。他们的背后还有神灵，甚至还会有光明神山之上那蛰伏7万多年的军队。”一席话说完，在场的英雄一个二个全部低下了头，不吭声。叶红鱼收回了目光，不再搭理这些人，他静静注视着面前的战场，等待着计算之中的牺牲。秦风领地之中，永恒之树下，泰兰德结束了精灵魔法，切断了和阵地之上一棵不起眼的树木的联系，无比欣慰地闭上了眼睛。此时的他终于放下了心，因为他从叶红鱼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没错，如果当时做决定的人是泰兰德自己，他也会和叶红鱼一样，选择让绞鹰骑士去送死。神域大陆之上的战争从来都不是你一刀我一刀的回合制游戏，而是一场高强度的心理对抗。尤其是在当下这种战局无比严峻的情况之下，这种心理对抗在战争之中的比重更是高得吓人。想要歼灭敌人的军队，减少未来会面临到的压力，就必须诱敌深入，就必须激发出敌人的贪念，让敌人放下戒备，以为可以一招灭掉己方所有有生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够利用得上阵线后方那些个远古守护者，利用他们这一秦风留下来的后手，彻底吃掉眼下的这支军团。主人带回来了个有价值的人啊，真英明！暗自感慨了一声之后，泰兰德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开始思考接下来要如何做。此时的正面战场之上，在叶红鱼和盖伦等人解释的时候，绝鹰骑士团已经和敌人碰上了。他们拔高了自己的身位，进入到了云层之上。嘘嘘嘘嘘嘘，一道道力道强悍的羽箭从云层之上直直地射向地面。由于敌人实在是太多了，绞鹰骑士们根本就不用瞄准，随便一射都能够命中目标。啊啊的惨叫之声在三国联军的军阵之中此起彼伏地响起，但是把这惨叫声和整齐的步伐踩踏地面的声音放在一起，却显得无比的微不足道。看到这一幕，罗尔脸上挂满了笑意。恐惧了吗？害怕了吗？怎么不敢把那些巨熊战士派出来，只让这些绞鹰出来拦阻我们？原来你们也知道，在绝对的数量优势面前，在强大的军阵共鸣之力面前，个体的力量有些微不足道了吗？哈哈，我的对手啊！你想差了呀？早在来之前，我就预料到了你会利用这支空中部队打消耗战，我又怎么会不做准备？罗威尔的神情逐渐狰狞了起来，他抽取腰间的宝剑，斜斜一挥，传我命令，让银月帝国的狮鹫编队升空，正面对战那些个绞鹰。命令落下，霎时间令旗挥动，三国联军的军阵再度发生变化。一头头狮鹫从隐秘魔法之中透出了身形，朝着天空之上的绞鹰骑士就飞了过去。虽然这些狮鹫在数量之上比不过绞鹰，单体作战能力之上也比绞鹰差了半筹，但是可不要忘了，在地面之上还有着足足70多万的魔法师啊！狮鹫们刚一出动，罗威尔的第二道命令就下去了。霎时间，一道道魔法亮光在战场之中闪烁了起来，赋予了足足30万士兵一对可以飞翔的翅膀。嗖嗖嗖，得到翅膀之后，这些个士兵便跟着狮鹫的轨迹冲上了天空。看着冲上云端的这些个狮鹫和在其身后跟着的士兵，绞鹰骑士丝毫不带畏惧的，他们直接就改变了攻击目标，将羽箭倾泻向了眼前的狮鹫。嘘嘘嘘嘘，绞鹰骑士的攻击非常的犀利，在他们的急火之下，一头头的狮鹫被射下了云层，落到了地面之上。狮鹫们也不是不会移动的靶子，他们一边躲避着羽箭，一边朝着绞鹰骑士猛扑。很快，两方便进入了近身战斗之中，上演了一场绞鹰与狮鹫的互啄。一开始的时候，绝鹰骑士们还是占据着上风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那些带着翅膀的士兵加入了战场，绝鹰骑士们却是逐渐落入到了下风之中。阵地之上，叶红鱼放大了自己的精神力，竭尽全力地感知着空中的一切。他在心中默默数着数，计算着绞鹰骑士的折损，等待着敌人指挥官心态的变化，等待着那个临界点的到来。豆大的汗水从叶红鱼的额头之上滑落，此刻他所承受的压力有多么的巨大，除了他本人之外，任谁也无法感同身受。终于，在经过漫长的煎熬过后，狮鹫和那些飞天的士兵终于占上了绝对的上风，绞鹰骑士的折损率也超过了30%。分散撤退，分散撤退！命令沿着连接起来的意识传递到了战场之上的每一头绞鹰的脑海之中。接到叶红鱼命令的那一刻，绞鹰骑士们强行忍住了救助同伴，
保持着阵型回到阵地的想法。尽管他们知道这样做的话能够大大减少己方的死亡率，但他们终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们接受到的命令是分散撤退。呼呼呼的风声在高空之上响起，一头头角鹰骑士慌不择路的就开始逃跑，根本就不像是传闻之中那一支从来就没有败绩的军队，反而像是一个未上过战场的杂牌军。可是当这一幕落到罗威尔的眼中之时，罗威尔却没有觉得这样有什么异常。在他看来，这些角鹰骑士的溃败本就是被注定了的事情，丧失了制空权之后，他们就不可能是己方施救和飞天士兵的对手。哈哈哈，谁说天翼的士兵从来都不后退的？谁说的天翼的士兵从来都没有败绩的？可笑啊，简直太可笑了！这个世界之上哪里有什么长胜不败的军队，哪里有什么面面俱备的天才？即便是神灵，即便是5大帝国的开国皇帝，都有着各自的缺点和命门，只要被抓住了，他们就不是不可以被战胜的。今日就由我罗威尔，就由我罗威尔，阿克蒙德去终结天翼军队的神话吧。想到这里之时，罗威尔直接就下达了军令，让他的士兵加速推进。此时的罗威尔虽然无比的兴奋，但是作为一个军人，最基本的冷静却是依旧保持着的。他没有因为这一次局部的小胜利而彻底得意忘形，发动全面的总攻，而是竭力压制住了内心建功立业的欲望，按部就班的继续推进。看着面前如浪潮一般朝着己方阵地压过来的士兵，叶红羽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的变化。他先是让那些受伤的角鹰骑士进入领地之中，利用月亮井里的生命之泉恢复状态，而后便静静地注视着面前压过来的军队，计算着距离。很快10几分钟的时间就过去了，在双方你来我往的炮火之下，两边的人马实打实的碰在了一起。现在可以全力反抗了，只要不弄死对面的主将，你们怎么操作都行。叶红羽转头看向盖伦等人，无比淡漠地说道。盖伦抬头看了叶红羽一眼，他没有说话，提着大宝剑朝着敌人最前方的盾卫兵就冲杀了过去。卡莎则是朝着叶红羽点了点头，之前和叶红羽开火的毕竟不是他，对于和叶红羽的交流他没有半点的负担。而后卡莎便化作了一道阴影，以比盖伦还要快2倍的速度朝着敌人军阵之中的魔法师而去。对于一个刺客来说，没有什么比杀身板脆的一笔的魔法师更爽快的事情了，如果非要有的话，那就只能是有着70多万魔法师等着去杀。在卡莎和盖伦动手的那一刻，娜迦和萨勒芬妮也发动了自己的技能。叮咚，萨勒芬妮开启了经济光环，为全员加持了反伤 buff， 反伤效果为 25%。 叮咚，娜迦开启了和风守护，为全员加持了护盾，护盾值为 5000W， 持续5分钟。叮咚，娜迦开启了技能风之涌动，为全员加持了 buff， 所有单位生命值恢复速度提升 300%， 治疗效果提升 200%， 移动速度提升 200%。 得到了2个超级辅助的加持之后，定在最前面的巨熊战士们耐操程度直接爆表。吼吼吼，巨大的熊吼之声在战场之中响起。得到了护盾之后，熊战士们便无视了敌人的攻击，疯狂甩技能。叮咚，巨熊德鲁伊发动了技能狂暴，巨熊德鲁伊丧失了 50% 的智能，获得了 500% 的伤害提升，获得 300% 的攻击速度加成。叮咚，巨熊德鲁伊发动了技能鼓舞，全员获得鼓舞 buff 叠加，总计提升 798% 移动速度、攻击速度， 426% 攻击力提升。此 buff 数量越多，效果越小，具有边际效应。叮咚，巨熊德鲁伊发动了战争践踏，对敌人造成了7秒眩晕。在2大近战 buff 的加持之下，巨熊德鲁伊的战斗力急速飙升。啪啪啪啪，霎时间，战场之上熊掌纷飞，将一个个3国联军的士兵排成肉泥。与此同时，早就准备好了的2支女猎手军团也做好了准备，他们分别从3国联军的2翼发起了冲锋。在秦风这方顽强的抵抗之下，3国联军的推进被迫停滞了。看到这一幕，罗威尔淡淡一笑，心道：黔驴技穷，开始殊死一搏了吗？啧，好戏才刚刚开始呢，希望你们不要像之前那些个角鹰一样四散而逃才好，这样的话我也能把你们一举歼灭掉。想到这里之后，罗威尔叫来了传讯兵，下令道：通知魔法师编队，让他们在3分钟之后对目标阵地实施无差别打击，谁要是敢不答应，直接军法处置。听到这道无比残忍的命令，传讯小兵脸上的冷汗顿时就下来了。不过在罗威尔积累多年的威严之下，小兵却是丝毫也不敢反抗。他答了一声是过后，便赶回了自己的位置，挥动着手中的令旗，开始传达罗威尔的军令了。下一刻，整个魔法师编队便按照罗威尔的命令执行了起来。恐怖的魔法能量在军阵之中汇聚，卡莎眼神一冷，朝着正在释放团队型超大型魔法的魔法师们冲了过去。然而他毕竟只有一个人，即便实力再如何强大，也不可能在3分钟的时间里杀掉这么多的魔法师，阻止魔法的释放。3分钟之后，一个巨大的火球从天空之下砸向了秦风军队，那是禁咒级别的魔法陨落之炎。火球迅速下落，片刻之后就落到了阵地之上，将整个阵地化作了火海。1000W、1800W、1600W，一个个非玩家不能看见的赤红伤害数值条从秦风士兵的脑袋上飘出，秦风士兵的血量迅速下跌。可就在此时，一边却是突然发生，只见被火焰映照的通红的天空突然就变成了一片璀璨的天空。在这天空之下，萨勒芬妮浑身散发着淡淡月光，她高举起手中的魔法权杖，以一己之力释放出了禁咒级别的魔法宁静。战场之上，当马卡巴卡看到那恐怖的火球在天上凝聚之时，当他感知到空气之中那恐怖到了极点的火元素之力时，马卡巴卡直接忘记了解说词。除开他之外，观看直播的那些个玩家们也是被震惊的瞠目结舌，好一会儿才缓过了劲儿来。完犊子了呀！天一大佬的军队怕是要没有了呀！我刚在大致说了一下，这3国联军的魔法方阵又他妈好几10万的魔法师，如此庞大的数量，难怪能够施展出这种等级的魔法。
不懂就问，这种等级的魔法很强大吗？这画面看着虽然吓人了点儿，但也不至于用几十万的魔法师同时施展吧？这可不是一般的禁咒，而是超大型的团队禁咒魔法，施法的人数越多，这魔法的威力也就越强大，比一般的禁咒魔法还要强大得多。我靠，要是真的像你说的那样，这特么的不久等于毁天灭地了，属于是差不多吧？要是天翼大佬的军队不能阻止这个超大型魔法的释放，这一波他的那些个军队估计完犊子了。我靠，主播你别愣着了，我刚才好像看到了一个大黑耗子从你眼前跑过去了，速度好尖快。我也看到了，他好像在杀那些个魔法师。看着公屏之上的弹幕，主播马卡巴卡直接就把镜头对准了不远处的魔法师方阵。此时一个黑影便出现在了画面之中，一道道乌黑的光流在这黑影的手中闪过，所过之处，一个个魔法师痛苦地捂住了自己的喉咙，倒在了地面之上。这是什么东西？怎么这么的恐怖？我都没看清楚，他就弄死了一个魔法师。那好像是个女人，长得还挺漂亮的。我也发现了，腰还挺细，要是可以摸一把，我就是死10次也值得了。一群痴汉，光知道看女人，不知道好好学习一样技法吗？我就不一样，作为刺客，我感觉我从这个女人的身上学到了好多。徒劳啊，一切都是徒劳啊！我承认这个女人是很强，杀人的时候也非常的利索，但市场这3国联军的魔法师可太多了啊，就她这个速度，估计是阻拦不了这个禁咒的释放的。哎，完了完了，我还以为我能看到一点近身战画面的，结果一个禁咒就要把天翼大佬的军队给毁了，哎，难受啊！李飞，在玩家们的嗟叹声之中，卡莎毫无疑问的没有阻挡住禁咒的释放，一个个的火球从天而降，落到了秦风军队所在而阵地之上，熊熊的烈火燃烧起来，一个个恐怖至极的伤害数值条从秦风士兵的脑门之上飘了出来。眼见着秦风的军队就要团灭的时候，一个俏丽的身影却是飞上了天空。我靠，你们快看，战场之上好像有个女人飞到了天上去了。我的妈耶，这个姐姐也太好看了吧，我爱了。只是我想不通，她什么要飞天呢？难道飞到天上去再死，死的会比较漂亮？哎，红颜薄命啊，也不知道天翼大佬用过没有。要是没有的话，我估计天翼大佬肠子都得毁清了。玩家们你一言我一语的惋惜着，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想过，这个女人是要去对抗3国联军的那些个魔法师释放出来的禁咒的。对于他们而言，那样的事情太过于惊世骇俗了。毕竟这女人即便是再怎么强大，她毕竟也就只有一个人，而站在她对面的则是3国联军整整70万魔法师。想要对抗这样数量的敌人，基本上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毕竟天翼大佬那样的怪物出现一个就已经是老天爷开恩了，再来一个，这些玩家估计要疯。可就在这些玩家们议论纷纷之时，飞上天空的那个女人却是动了，一抹淡淡的、温和的让人心醉的白光凝聚在了这个女人的手中。与此同时，被火光映照的通红的天空也在这一时刻发生了变化。只见那女人手中的白光朝着天空之上飞去，在漫天的火光之中开出了一片无比璀璨的天空，星星错落有致的点缀在这天空之中，让每一个看到这一幕的人都感觉到了静谧味道。宁静！女人高举起手中的魔法权杖，断喝道。淡淡的声音在战场之中响起，这声音明明不大，却是能够穿透猛烈的炮火和爆炸之声，传递到每一个人的耳中。下一刻，点点雨滴从天空之中坠落，开始的时候还很细微，但片刻功夫过后，这雨滴就变得无比的细密，其间的缝隙连一张薄薄的纸片都塞不进。随着雨点的落下，战场之上，秦风手下那些个战士身上的熊熊燃烧的火焰顿时就熄灭了。与此同时，一道道绿色的光芒也出现在了这些个受伤严重的战士身上。我靠！1秒恢复3000万点的血量，这特么的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啊？这难道就是传说之中的飞升奶？天翼大佬手底下居然有这么大的奶妈，我特么的哭了呀！作为一个奶妈，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这个小姐姐就是我的偶像了，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反驳。泪目了呀！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军团的事情，居然真的可以发生，也不知道这个小姐姐可以坚持多久。妈的，隔壁的那些该死的3国联军，我狠啊！玩家们议论的同时，这一幕飞升奶也将3国联军的统帅罗威尔、阿克蒙德给镇住了。没想到这个天翼的手底下居然有如此强大的牧师，居然能够对抗我70万大军释放的禁咒。罗威尔面色狰狞的呢喃着，牙齿摩擦之间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响声。不过你强归强，挡得住一时，你还能挡得住一时？这仅仅只是陨落之炎的第1波攻击，后面还有第2波、第3波、第无数波。你要挡的话就挡吧，看看是你先耗尽魔力而死，还是我的士兵先亡。罗威尔一边想着，一边继续注视着远处的战场。此时的战场之上，第1波陨落之炎已经被萨勒芬妮释放的宁静给化解掉了，但是真正的危机还未被解除掉。团队型禁咒陨落之炎是个持续性的魔法，只要释放者的魔力没有耗尽，它就不会停止。恐怖的火元素之力再度在空气之中汇聚，和之前第一次释放相比，这一次的凝聚速度快了何止万倍。1秒、2秒、3秒过去，一个新的火球便出现在了阵地之上的天空之中。轰的一声，这个火球便朝着阵地之上秦风的军队砸了下去。在这道恐怖到了极点的热力之下，地面由星光汇聚而成的雨滴瞬间就被蒸发掉了，大地直接皲裂，秦风的战士们也被重新点燃了。看到这一幕，叶红鱼的脸色阴沉到了极点。为了吃下这700万的先遣部队，秦风的军队实在是付出了太多。前有丧命在空战之中的将近6000头角鹰骑士，后有葬身于火海之中的无数战士。可以说，这一战是秦风军队自创建以来吃亏最大的一次战斗。不过有失必有得，在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之后，他们成功的把战争的天平递到了3国联军的一边。只要之后按照着计划朝着领地之中撤离，3国联军的统帅必然就会带着自己的部队占领此处高地。想到这里之后，叶红鱼便全力催动了学来的精灵魔法，
将撤退的命令送到了每一个士兵的脑海之中。接收到了这个命令之后，机动性最强的女猎手军团瞬间就从和敌人的缠斗之中脱身而出，朝着阵地之后的领地就冲了过去。卡莎和盖伦两个英雄也放弃了继续屠杀三国联军普通士兵的任务，掩护着女猎手军团撤退。巨熊战士们则是因为自身皮糙肉厚，又有着恢复技能，留下来断后。看到这一幕，直播间里的观众们顿时就炸开了锅。啊！我不相信，天翼大佬的军队居然也有撤退的时候，梦碎了呀！兄弟们，在今天之前，在此刻之前，我一直以为天翼大佬的军队是无敌的，可是他们今天居然退了，天翼大佬军团的不败神话就要终结了吗？哈哈哈 ！SM 天吹，这下子打脸了吧？还说什么天翼迟早要统一大陆，迟早要把我们这些玩家全部变成枫叶帝国的玩家，可笑啊！是啊是啊，这些天吹天翼也就算了，他们居然还要吹天翼的军队，这下好了，一波直接被三国联军剿灭，估计等下领地都得被三国联军给烧干净了。我看他这下还怎么统一整个大陆？哈哈，我就在前线，我可以用我的人格保证，天翼的军队完了，像刚才那样的陨落之炎，这些魔法师还可以释放30次。风暴帝国的兄弟们，我们赤炎帝国的来帮你们报仇了，不用谢我们。天翼的军队一灭，枫叶帝国的估计也要完了。那些被灭国之后加入了枫叶帝国的兄弟们，你们后悔不？没事的，反正你们都换过阵营了，等我们把你们都灭了之后，你们再换一次也不是不可以，反正你们轻车熟路。开盘，开盘，赌天翼大佬的军队会不会在这一波被全灭？我靠，你们怎么全压住会啊？这还怎么玩？在玩家们前所未有的一致性之下，罗威尔大手一挥，命令军队对秦风的阵地发起总攻。巨熊们则是拼尽了全力，阻止着三国联军的推进。为此，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都交出了自己的关键性技能重生十字章。5分钟过后，女猎手军团终于在卡莎等人的掩护之下脱离了战场。看到这一幕过后，叶红鱼便命令巨熊战士们按照既定的计划朝后退。于是乎，秦风的军队在前面逃，三国联军在后面追，一逃一追，插翅难飞。命令魔法师部队不计一切代价毁灭面前的所有遮挡物。看着面前溃逃的军队，罗威尔大手一挥，下达了二军令。在他的命令之下，三国联军的魔法师编队持续不断地发动着陨落之炎，将整个阵地都给离了一遍。这还没有完，在摧毁了阵地之上所有的防御工事过后，他们又将自己的目标对准了阵地之后的茂密的树林。陨落之炎的火球带着磅礴的热力落到了树林之中，树木瞬间就燃烧了起来，不到一息的功夫，就在这火焰的燃烧之下变成了枯木和灰烬。看着这一状况，撤退的叶红鱼眼皮不经意间眯了一下。不过片刻之后，他就将脑海之中的想法丢得远远的了。泰兰德既然已经设计好了请君入瓮的计策，就一定能想到对方有可能选择这种离地的推进方法。也就是说，决定执行这个计策的泰兰德已经做好了迎接这种场面的准备。想到了这里之后，叶红鱼便加快了撤退的步伐，朝着秦风领地的更深处而去。在叶红鱼大部队的身后，三国联军的前锋军队死死地咬着，像一条疯狗一般。在如此高强度的追击之下，三国联军很快便完全占据了整个高地，他们的前锋部队甚至出现在了高地之下那些被焚烧殆尽的灰烬之中。咦，这里怎么有一口干枯了的水井啊？这里也有，只不过这口井里还有一点点水。主播，赶紧上去喝一口，只要你敢整活，我就敢给你送礼物。送什么礼物啊？只要主播敢喝着水井里的水，我特么的立刻就给你发金币。话不多说，你直接上到你账户。在军队推进的过程之中，马卡巴卡也跟了上去，踏上了那座高地。在观众们的提醒之下，马卡巴卡也发现了这些个水井，以及水井旁边那些个和周围灰烬显得极其格格不入的巨大枯木。不对啊，以陨落之炎的威力，这些树木不该直接变成灰烬了吗？怎么会出现这种碳化结构啊？马卡巴卡愣愣的自言自语。在他说这话的同时，一条条嫩绿色的枝桠从这些枯木之中生发而出。在马卡巴卡察觉到这一异样状况的时候，三国联军的统帅罗威尔也从士兵的口中得知了这个消息。什么？你们看到了干枯的水井和碳化的枯木？是的，将军，这些水井和枯木分布的极其的密集，每相隔几十米的地方就必然会出现一个水井或者是一座巨大的枯木。一座？罗威尔转过脑袋，冷冷地看向了身旁的传讯士兵，眼神之中满是对于未知事物的担忧。被罗威尔这么一问，传讯的士兵也愣住了。他之所以会用一座来形容那些个枯木，主要还是因为那些个枯木实在是太过于巨大了，每一座都有10多人合抱那般粗细。不用做去描述的话，却是找不到什么更加贴切的形容词句。回禀统帅，那些枯木很大，还很硬，我们的士兵用刀枪敲过了，很难将其折断。而即使被折断了之后，这些枯木也会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复原。复原？听着小兵的话，罗威尔脸上的担忧更加浓郁了。正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尤其是面对着如此恐怖，能以一军之力毁灭掉几乎整个风暴帝国的敌人。通知前锋军先退回我们占领的阵地之上，至少这里的地势足够开阔，也没有那些个古怪的枯木和水井。罗威尔胸中的担忧像是雨后的春笋一样蹭蹭蹭的疯长，也来不及求证什么，毕竟秦风的军队就在这里，也不会跑。在罗威尔看来，他们既然可以击败秦风的军队一次，那就可以击败2次、3次、无数次。只要在正面战场之上硬碰硬，罗威尔就不认为自己的700万大军会被秦风那几10万大军压着打。但是面前的诡异场景却是不同了。罗威尔不知道那些枯木会对自己的军队造成什么样的破坏，在此基础之上，他宁愿放缓攻击的节奏，也不愿意去冒险。想到这里之后，罗威尔再次对小兵吩咐道：“再加一条命令，让魔法师编队的那些人转变攻击方位，先把咱们面前的那块地再犁一遍，把那些枯木和水井给我轰成渣。”遵命！传讯小兵拱了拱手，
而后便走向了一旁负责传讯的小队之中。下一刻，令旗挥动，三国联军的阵型顿时就发生了变化。处于推进最前线的前锋军停止了推进，跟着旗帜的制式，朝着身后的阵的就过去了。回去的时候，这些士兵眼睁睁地看着地上那原本干枯的一点生机都没有的枯木之上，居然出现了一条条嫩绿色的新芽。近乎所有的士兵都被这诡异的一幕所震撼到了。但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其中也有些个不怕死，居然在回归的途中用手指捅了捅那些新芽的叶子。而就是这一捅，彻底拉开了整个三国联军700万士兵毁灭的序章。被你们发现了吗？永恒之树之下，泰兰德睁开了自己的眼睛。此时他已经从战场之中的远古守护者传递而来的讯息之中，察觉到了三国联军后撤的举动。既然被你们发现了，那我也就不藏了。泰兰德袖口微张，但是嘴里却没有发出半点声音。他利用了精灵族的天赋，通过意识沟通了那些个在既定的真正战场之中埋伏了好久的远古守护者，命令他们发动反击。接到了泰兰德的命令之后，战场之中那些个被陨落之炎烧成了黑炭，又被月亮紧保了下来的远古守护者们，顿时就显露出了自己的真容。只听得一阵刷刷刷的响动，一根根嫩绿的新芽从枯木之上生出。这些新芽生长的速度极其之快，不到片刻功夫，它们便从小小的一根手指都不到的大小，变成了比成年人腰都要粗壮的枝条。我靠！你们快看，这些枯木居然站起来了 ！TMD， 他们居然站起来了！这是远古守护者，这特么的是远古守护者！我看过他们的资料，他们是暗夜精灵族之中的标志性建筑。不懂就问，这建筑有什么用啊？搞绿化的。搞什么绿化啊？你说的也没错，这些玩意儿确实能够把你的肉体变成肥料，然后在你的尸体之上搞绿化。妖兽啊！树人居然打人了，他们居然扔石头！主播快跑！再不跑你就要变成肥料，被这些树人拉过去搞绿化了。看着面前一个个拔地而起的树人，马卡巴卡整个人都懵了，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看直播间里的弹幕。马卡巴卡是玩家，他死了之后会在自己的主城之中复活，不会被当成肥料拉过去搞绿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卡巴卡死亡了之后就不会有损失啊！想着自己来之不易的等级，想着自己凑了好久才凑齐一套的装备，马卡巴卡撒丫子就开跑，直播间都忘了主持。不仅是马卡巴卡，三国联军的那些个士兵也开始了逃亡。不为别的，只因为这些树人的攻击力实在是太过于恐怖了，一个石头下去就有一个士兵被砸成肉泥。而且这还不是最为恐怖的事情，最令人心悸的是，这些树人不但攻击速度极快，而且还杀不死。之前就有一些个不信邪的士兵，看到自己的同伴被树人丢石头砸死之后，冲上去想要跟这些树人拼命。可是他们挥舞着自己手中的武器，对着这些个树人砍了半天，这些树人都特么没有半点的事儿。当然，这其中也有几颗被上千人围攻的树人例外。不过就在这些树人快要倒地的时候，一旁的那些个奇怪的水井就会闪耀出一抹淡淡的白色光芒，顷刻间就能将这些树人身上的伤口治愈的完璧如初。轰轰轰轰轰，一个个巨石被树人扔出，将一个个三国联军的士兵砸成了一滩烂泥，都不用处理就可以拿去搞绿化。看到这一幕，三国联军的统帅罗威尔心都在滴血。此时的他已经明白自己中计了，也不顾形象了。罗威尔动用魔法构造了一个高台，站上去就开始吼：撤退，撤退！可就在此时，异变却是再度发生。只见他们所在的阵地之上，一颗颗新芽破土而出，那模样和此前从那些枯木之上生发而出的新芽完全一样。只是片刻的时间，这些破土而出的新芽就疯狂生长成了杀力巨大的树人。在被永恒之树侵蚀了之后，这些远古守护者就拥有了一件堪称超魔的武器——暗物质能量投射弹。每一发这样的投射弹都能造成500万点的基础伤害和1000W 点的暗物质能量伤害。而且此时的这些远古守护者存在于永恒之树的影响范围之中，能够吃到永恒之树的被动效果战鼓，能够吃到125%的攻击力加成。这就使得每一发暗物质能量投射弹的伤害直接就突破了3000万的大关。只要被这暗物质能量弹打中，普通的士兵根本就没有活命的可能，那些个身板脆弱的魔法师则是会被直接砸成肉泥。轰轰轰轰轰轰的响声在战场之中此起彼伏的响起，远古守护者们疯狂的发动攻击。叮咚，你的远古守护者击杀了三国联军的士兵，你获得了150W 点经验值，你获得5点的国战点数。叮咚，你的远古守护者击杀了三国联军的魔法师，你获得了300W 点的经验值，你获得了10点的国战点数。叮咚，你的远古守护者击杀了三国联军的小队指挥官，你获得了500万的经验值，你获得了100点的国战点数。一道道提示音在秦风的脑海之中响起，和那些不停朝他脑海之中灌注的古代历史杂糅在了一起，变成了一道洪流，猛烈地冲击着秦风的灵体。好在得益于斩龙之刃的效果，秦风的灵体强度早就达到了一个无比可怕的程度，这才使得他能够不被这些提示音所干扰。趁着我不在，就对我的领地出手，你们真的是在作死啊！秦风如是想着。早在秦风对风暴帝国开战之前，秦风还思考过如何在灭了风暴帝国之后，找个借口向其他3个帝国开战。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他想到的那些个理由明显没有了用武之地了。只要他完成了记忆的传承，从这个试炼空间之中走出去，他就能够顺理成章地对3大帝国开战。毕竟此时的3大帝国已经组成了联军，进攻他的领地了。他要是还不还手，那多对不起这些人的辛苦付出了。想到这里，秦风安心地笑了笑。此时的他并不担心自己的领地会被3国联军给摧毁掉。在他离开领地的时候，他已经对领地完成了最终升级。以当前游戏的发展进度，整个大陆之上都不会存在能够覆灭他领地的势力。不过别人覆灭不了秦风的领地，没有秦风主阵的军团也没有覆灭其他3大帝国的实力。因为一旦开启了统一大陆的战争，
秦风军队所要面临的就不再只是三大帝国的军队，还会被神域大陆之上最为强大的势力，也就是光明神教当成敌人。好好干啊，泰兰德！等我回去，我就带领统一整个大陆。想到这里之后，秦风收回了自己的注意力，全力去接收传承之中那极其庞大的记忆。阵地之上，看着突然就出现在了自己军阵之中，彻底分割了几方阵型的远古守护者，罗威尔整个人直接就宕机了。作为三国联军的先遣部队的最高统帅，作为被三大帝国统治者寄予厚望的人才，罗威尔自然也不会是什么不学无术的废物。在近距离看过那些个树人之后，罗威尔一下子便认出了这些个树人就是传说之中那个已经消亡了的种族——暗夜精灵族的标志性建筑——远古守护者。这些东西平时不动的时候，和一般的千年老树没有什么差别，可一旦动起来，就会变成一个个堪比魔导大炮的超级炮台。而且最为恐怖的事情是，这些远古守护者是不需要消耗任何能量结晶的，他们自身能不断的从大地之中汲取能量，源源不断的制造出巨石。轰轰轰的声音不断在罗威尔的耳边响起，一滩滩肉泥不断被远古守护者们在一片片被分割了的军阵之中制造出来。撤退的号角之声在战场之中呼啸，三国联军的士兵狼狈的后退，败局已然成为注定。哎，我怎么就中了这么愚蠢的计谋啊？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天意都已经搞出了暗夜精灵族的部队，又怎么会没有制造出暗夜精灵族的建筑呢？罗威尔一边后撤，一边懊悔无比的叹息着。此时的他脑海之中已经完全没有了摧毁秦风军团、焚烧干净秦风领地的念头了，对于失败的恐惧已经彻底挤占了他的心神。几分钟过后，在付出了将近250万人的代价之后，罗威尔的军队终于顺利的从阵地之上撤回到了广袤无边的埋骨平原里。远古守护者只有10发暗物质能量投射弹，消耗完了之后，每10分钟补充1发。没有了暗物质能量投射弹的穿防效果，击杀效率降低。看着眼前这没有任何树木的埋骨平原，得了远古守护者 PTSD 综合征的罗威尔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妈了个巴子的，老子终于逃出来了！虽然付出的代价有点沉痛，但终归是保全了大部队。罗威尔一边感慨着，一边叹气。他挥手叫来了传讯兵，让他统计各兵种的损失。呼呼呼！在罗威尔的指挥之下，三国联军之中令旗挥动，不到片刻的功夫，便完成了粗略的人数统计。此次进入泰兰德为他们准备的陷阱，使得罗威尔的联军损失了将近150万的士兵，其中有180万近战部队，将近30万弓箭手，将近20万名魔法师，以及其他类型的士兵20万余人，损失不可谓是不严重。得到这个统计结果之后，罗威尔脸色阴沉的像是落雨之前天上的乌云，但片刻功夫过后，却是云开雨霁，舒展开了眉头。罗威尔仰天大笑，笑得极其猖狂。见到这一幕，身边的士兵好奇地看向罗威尔，许久之后才忍不住问了一句：“统帅，您这是在笑什么呀？”听到士兵的问话，罗威尔转过了脑袋，大笑道：“我笑啊，天意的手下全都是一群废物，他们布下的陷阱却是让我们吃了大亏，但是他们的目光还是太过于短浅了。”怎么说？士兵依旧非常的不解。你看此处平原，地势平坦开阔，天意的手下要真是个聪明人，他就会在这里安插一支伏兵，一旦我们退回到了这里，他们就可以以逸待劳，给我们迎头来上一击。此话一出，士兵恍然大悟，连声拍起了罗威尔的臭脚。统帅你是名将，天意小儿手下的那些蠢人怎么能跟统帅你相提并论呢？就他们那脑子，能想出来这计策可就奇了怪了。除开这个士兵，灰头土脸的马卡巴卡也是瞬间明悟了过来。是啊，要是天意大佬手下的那些个士兵在这里埋伏一手，就我们现在这群浑身是伤的残兵，又怎么可能抵挡得住他们？与此同时，直播间里的玩家们也听到了罗威尔的论断，在透过直播视角观察了一下此处平原的地形之后，他们也发出了声声感慨。这罗威尔说的对啊，要是这里真的有一支伏兵，他们还真就不好收场了。哎，也不知道天意大佬手下的那些士兵都是干什么吃的，这么好的机会居然都不知道利用，简直愚蠢，愚蠢至极，错失良机啊！要是等这些士兵休整好了，下一次他们可就不会再中计了。三国联军加油，休整好了再去收拾那些暗夜精灵，最好直接俘虏了，我出高价钱买。别说了兄弟们，我特么的总感觉这事儿有点古怪，像是在哪里看过这一幕一样。你也有这样的感觉吗？我特么也有，我总感觉这事儿马上就会迎来反转。我靠，我想起来了，曹老板当年在去夜店掀美无比之前就说了这样的话。曹老板 YYDS， 顷刻间这儿公屏便被曹老板 YYDS 给霸屏了。罗威尔的一席话直接勾起了观看直播的所有华夏玩家的共同记忆，让他们想起了那个名传千古，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的曹贼曹老板。在就玩家们疯狂地为曹老板打 call 的时候，2支10万人的骑兵从平原2翼的地平线之上冲了过来。这些骑兵的速度非常之快，运动起来了之后，就像是2道黑色的洪流，像是席卷而来，要把整个田地都给淹没的狂潮。我靠，曹老板果然是 YYDS 啊！这特么的伏兵不就来了吗？还特么的提前加了速，完犊子了呀！三国联军啊！我特么的好后悔，我当时为什么没有压住不会？这下要特么去会所当嫩模了。兄弟别急，你要去哪个会所？我是老头儿，我要点你的号。公屏之上，沙雕玩家们鸡一嘴鹅一嘴的发着言，吃着瓜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但是当马卡巴卡看到面前这2道黑色洪流的那一刻，他却是直接哀叹起了命途多舛，痴迷淡然。我服慈悲，快跑！也不得军令部军令的了，马卡巴卡撒丫子就开跑，因为一旦跑得慢了，他就会被那些先跑了的士兵丢在背后，成为阻拦女猎手们的炮灰。马卡巴卡跑路的时候，罗威尔脸上的大笑神色也在一瞬间就收了起来，他根本就来不及捂住自己的嘴，也不再顾忌自己作为主帅的形象，直接一马当先跑在了最前面。在阵地之上被泰兰德和叶红鱼联手阴了一波过后，罗威尔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得了一种叫做暗夜精灵族恐惧症的病。
一旦有暗夜精灵族的士兵，或者是貌似暗夜精灵族建筑的东西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心中的惨痛回忆就会被勾起，250万士兵被巨石砸成炮灰的恐惧就会直接占据他的心神。不但罗威尔如此，三国联军的那10个士兵在经历过远古守护者们的狂轰滥炸之后，也得了和罗威尔一样的病。在彻底摆脱眼前的危险之前，他们的病估计是治不好了的。在这种近乎也绝望的群体恐惧之下，三国联军的士兵根本连反抗的情绪都不敢产生，齐齐化作沉默的羔羊，被泰兰德放出的2只骑兵抽出的马鞭子打得嗷嗷乱叫。嘘嘘嘘嘘嘘嘘，黑色的洪流在三国联军的军阵之中快速对穿而过，留下了满地的残破不堪的尸体之后，2只骑兵调整阵型，发起第2波冲锋，循环往复。挨了将近9个回合的骑兵冲锋之后，全力逃跑的三国联军终于逃脱了女猎手军团的追杀，冲到了风暴帝国与枫叶帝国边境之上的一处峡谷之中。此时，原本700多万的三国联军只剩下了不到400万人，而且这400万人个个带伤，不是缺一条腿，就是少一根胳膊。好在此时他们的身后暂时没有追兵围堵，他们获得了片刻的喘息机会。罗威尔放慢了脚下的步子，接过了身边亲卫递过来的水壶，咕嘟咕嘟就开始灌。啊！罗威尔啊了一声，擦了擦嘴，便开始笑。哈哈，这一阵狂笑再度引起了身旁亲卫的侧目。统帅，您这会大笑又是为何啊？还能是因为啥？还不是因为这天意的手下全是一些只知道好勇斗狠，没有一丁点谋划的蠢人。一边说着，罗威尔伸出手指，挥斥方遒道：“你看这峡谷的地形，地势极其的险峻。我要是他们，我定然会在这里安排2支弓箭手部队，居高临下开始射击。但是啊，他们终究不是我，终究没有我这样的自信。他们摸不清楚我会逃往哪里，所以他们还是蠢笨如猪的废物。”听到这话，亲卫一拱手赞道：“统帅果然是大才，天意这厮属实用错了人。此次给我们重来的机会，我们一定可以借势翻身，打个大胜仗。”哈哈，说得好！今日过后，我罗威尔必定重整旗鼓，必将天意小儿的领地离地千万遍。听到这一串对话，马卡巴卡面如死灰。妈了个巴子的，你不立 flag， 你要死是吧？哈哈哈哈，笑不活了呀！这个罗威尔简直太搞笑了。兄弟们，开盘，开盘！我们来赌一把，赌天意大佬的军队会在几秒钟之内出现。我赌10秒以内，我压一个金币。我靠，你特么的是来砸场子的吧？有你这么下注的吗？不玩的话，赶紧滚！我愿意称这个罗威尔为神域曹老板，有人反对吗？这个人 flag 立得飞起，谁敢反对啊？反正我是不敢了。哎，就是苦了我们的主播了。主播你还活着吗？能不能啃个声儿？一阵嘻嘻哈哈之中，秦风的军队如约出现在了峡谷的两侧。和上一次时的情况不同，此时出现的这支部队是秦风手下的角鹰骑士团。经历过2次暴兵之后，秦风手下的角鹰骑士的总数达到了7万之多。即便是在交战之中损失了6000多头角鹰骑士，也还有6万多个。开始进攻吧，不要给敌人喘息的机会，也不要让他们没有了退路。记得留一线生机给他们。泰兰德淡淡说着，而后便轻轻挥了挥手，示意角鹰骑士发动攻击。在开战之前，作为全军总指挥的泰兰德便想好了一切作战方案。三国联军的施救部队早就在远古守护者们刻意的关照之下，变成了阵地之上的肥料。而那些魔法师们，先是被团队型禁咒陨落之炎抽取了大量的魔力，而后又在逃亡的过程之中被女猎手军团重点照顾。此时的他们所剩余的魔力，根本不能够让他们为那些士兵施加浮空法术。在此情况之下，秦风的角鹰骑士团就是无敌的存在。刷刷刷刷刷，狂暴的箭雨落下，将一个个三国联军的士兵死死地钉在峡谷之中泥泞无比的暗红色地面之上。哀嚎之声在峡谷之中响起，三国联军再度狼狈而逃，逃向更远处的陷阱。又是10几分钟过去，在留下了将近60万的尸体之后，三国联军的残军终于冲出了峡谷的地界，重新回到了平原之上。此时，三国联军已经深入到了风暴帝国的旧地之中。在秦风的军队撤离了风暴帝国之后，枫叶帝国的人也在一阵搜刮之后离开了风暴帝国。此时的风暴帝国在实际上是被赤炎、银月、凛冬3个帝国控制着的。哎，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地盘了，这下应该没有了追兵了吧？不知道是不是察觉到了自己的乌鸦嘴属实太过于灵验，罗威尔这一次没有大笑，也没有再说秦风手下的人都是废物。看到这一幕，罗威尔的亲卫长长叹了一口气。没良心的话说1次、2次也就够了，如果要是说3次以上的话，他属实都有点无法接受自己。战地主播马卡巴卡也是松了一口气，他方才已经想好了，如果这个罗威尔要是再扯开嗓门哈哈大笑，他必须得冲上去给这傻逼来2巴掌，不然说什么他都出不了心头的恶气。和这2人死里逃生的庆幸不同，直播间里的观众看到罗威尔这副反应之后，直接就不乐意了。哎，马卡巴卡，你赶紧的，赶紧让那个罗威尔说台词，他要是说台词的话，我马上就给你刷火箭，加我一个，别的我都不想看，我就想听神域曹老板哈哈大笑，那味儿啊，倍儿他妈的地道。哈哈，这届的玩家都这么的沙雕了吗？我感觉我和你们非常的格格不入啊。妈妈问我为什么离你们那么的远，因为你们愚蠢的气质实在是太过于出众了，我怕我被你们传染了。冲啊！主播，奥利给，让罗威尔说台词儿啊！你的归乡路，兄弟我守护，加油，冲冲冲！看着公屏之上水友们突发恶疾一样的弹幕，马卡巴卡的心都碎了一地。我特么的都已经这么惨了，一路被追杀，喘口气儿都没功夫。你们这群人就只顾着笑，有那么好笑的吗？你们还有没有良心？要不是我这个战地主播，你们还看个屁的战争，都特么给我玩屁去吧！马卡巴卡不顾形象的怒骂着，直播间里的水友们却是丝毫不在意，依旧疯狂的洗刷着马卡巴卡本就不多的心情。就在弹幕纷飞的时刻，一个额外醒目的内容冲了出来，直接就对到了马卡巴卡的脸上。这是一条弹幕，那模样和其他的弹幕并没有什么相同，
无论颜色还是字体都是一样的，但是其上的内容却是像一根蘸了蜡油的马鞭子一样，光是看一眼就让马卡巴卡觉得自己的定颜字火辣火辣的。其内容赫然是主播快跑，军队又来了。短短9个字，却像是有着魔力的仙女棒一样，直接梆硬的捅到了马卡巴卡的喉咙里，堵得他连半个字也吐不出来。也不去求证了，马卡巴卡撒丫子就开始狂奔。与此同时，远处的天际线上，一个个黑点渐渐显露出了身形。那是整整45艘曲速非洲，每一艘曲速非洲都能装载2万人，也就是说，这些曲速非洲里装着的是整整90万大军。而在和这些曲速非洲相对的另一边，整整5万头巨熊战士被角鹰骑士从云端丢向了地面，将原本平坦的像是被人用屁股犁过的平原砸出了一个个巨大的凹陷深坑。吼吼吼吼，一声声熊吼像是海潮一般从深坑之中传出，在空中激荡纠缠，最终汇聚成了一道巨大的震耳欲聋的声浪海潮，以席卷天下横扫八方的态势，朝着三国联军残兵的耳朵就疯狂的钻。叮咚，巨熊德鲁伊发动了技能鼓舞，获得鼓舞 buff 叠加，总计提升 998% 移动速度、攻击速度 532%， 攻击力提升。此 buff 数量越多，效果越小，具有边际效应。5万头巨熊德鲁伊二话不说，直接就开启了鼓舞技能。上完了 buff 之后，这些巨熊们便迈着沉重无比的步伐，朝着三国联军所在的位置发起了冲锋。另一边，45艘曲速非洲也在降落到了地面之上，截断了三国联军最后的退路。一排排身穿着黑色盔甲的女猎手从非洲之中走出，他们的身后还跟着蹦蹦跳跳的小鹿。远处的高坡之上，泰兰德带着一众英雄出现。萨勒芬妮理了理湿透了的头发，取出了一只巨大的号角，吹响了。号角的声音沉重的像是古老而坚固的磨盘，带着浓郁的化不开的沧桑厚重味道，朝着三国联军就压了过去。比这号角之声还要更加沉重的是，将近90万女猎手骑兵冲锋之时，坐下黑豹脚踩地面所发出的沉闷的行军声音。经过之前的几次围追堵截和阵地之上的那一场狂轰滥炸之后，此时的三国联军所有的士兵都已经无比的疲惫了。这种疲惫在急行军的时候，兴许还能被心中的恐惧所掩盖住，但是当这些人回到了风暴帝国的国土之上，彻底放下了心理防备的那一刻，疲惫却是直接捅进了心头，榨干了他们近乎所有的力气。当然，一直出工不出力的马卡巴卡除外，此时的他依旧无比的龙精虎猛，奔跑的速度那叫一个快。主播快停下来，你要是再跑，我们就看到不到最后的决战了。狗主播，快点停下来，停下来我就给你刷金币，不然的话，我他妈的直接反手就给你来一个举报。回去还是封号，你自己选一个吧。对，赶紧选，要是不答应我们的要求，直播间里30多万兄弟绝对会让你这辈子都开不了直播。看着公屏之上的弹幕，马卡巴卡有些犹豫。这个直播的资格是他好不容易通过兼职挣了点钱，充值了之后才搞到的。他做这玩意儿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表演欲，更为重要的是，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赚金币，再把这些金币卖给土豪，从而转化成现实世界可以使用的金钱。想着自己此前的付出，马卡巴卡一咬牙，决定拼一把。这可是你们说的啊！你们要是反悔，你们一个个生儿子没有定年子，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就可劲儿造吧。你可以完全信任我们。主播，需要我把我的充值记录给你看一看吗？我的战斗力虽然不咋地，但是论起在直播间里刷钱，我还没有怕过谁。扫了一眼公屏之上的弹幕，马卡巴卡深呼吸了一口气，朝着战场进了几步，而后便将直播的焦点对在了战场之上。在马卡巴卡逃亡的时候，女猎手军团已经和三国联军的残部撞在了一起，以逸待劳的黑色洪流毫不费力的就撕开了三国联军的防线，摧枯拉朽的对穿而过，留下了满地的尸体。第一次对穿完成之后，从军阵另外一头冲出的女猎手们顿时就分成了2支，她们快速行进，很快就到达了三国联军的两翼。经过一番蓄势之后，她们再度发起了冲锋。女猎手们冲刺的时候，巨熊战士们也没有闲着，他们挥舞着巨大的熊掌，将一个个挡在自己的面前的士兵拍飞打碎。天空之上，投放万巨熊炸弹的角鹰骑士们张弓搭箭，将一支支羽箭洒落向三国联军。蹦蹦跳跳的小鹿则是带着一脸人畜无害的笑容，将军阵最前方的那些想要逃跑的士兵变成了一头头沉默的羔羊。看着自己的士兵被敌人像是割麦子一样轻易屠杀，罗威尔的脸色难看的就像是刚从粪坑里掏出来的一样。跑有用吗？跑就能避免被杀，简直是蠢货，简直愚蠢至极。一阵暗骂过后，罗威尔叫来了自己的亲卫，发号施令道：传令全军结阵！我刚才已经通知了帝国的皇帝，我们的援军就在路上了，只要我们能够坚持住，半个小时过后援军就会到来，我们不但能活着回去，还可以将这些暗夜精灵一网打尽。听到罗威尔的话，小兵不满愁容的脸上顿时就闪烁起了一种名为希望的火光。他快速跑回了令旗所在的位置，将罗威尔告诉给他的信息通过特定的令旗动作传递到了全军。兄弟们，我们的儿援军就要到了，坚持住，还有半个小时，只要我们能够撑住，我们所有的人就能够活下去。与其被这些残暴的恶魔杀死，我们不如拼死一搏，至少能够死得不那么憋屈。杀光他们！在罗威尔可以编织的谎言之下，三国联军重整旗鼓，战局再度焦灼起来。看到这一幕，泰兰德淡淡一笑，对着身后的几个英雄说道：是时候了，开工吧。话音刚一落下，萨勒芬妮和内加就有了动作。叮咚，泰兰德开启了强击光环，全军获得攻击力加成提升为 30%。叮咚，萨勒芬妮开启了荆棘光环，全军获得反伤 buff， 反伤效果为 25%。叮咚，那加开启了和风守护，全军获得护盾，护盾值为 5000W， 持续5分钟。在三大辅助给士兵们上 buff 的时候，卡莎和盖伦也朝着敌军的阵型冲了过去。和之前的那次不同，此时的两人不再有限制，他们直接就将自己的击杀对象锁定在了敌人的高级军官之上。泰兰德，
你好残忍啊！给了别人希望，又给人浇灭，真的好可怕。傻狍子莉莉娅摇着脑袋，装作恐惧模样道：“残忍吗？我倒不这样觉得，这都只是正常的战争手段而已，可没有什么残忍不残忍一说。”泰兰德云淡风轻地回了一句，而后便不再理会傻狍子，将目光投注到了远处的战场之上。得到了 buff 的加成之后，女猎手和巨熊战士们的实力再度得到提升，不仅肉的一比，而且伤害能力还得到了巨大的提升。此场比消之下，三国联军刚提起来的士气，瞬间就以比雪崩还要快的速度降低了下去。不过这倒也不能怪罪他们，毕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他们的精气神在此前的2次埋伏之中就被泰兰德带着人给打了个七零八落了。此时面对着数量比之前还要庞大的多的敌人，他们再怎么给自己打气也是顶不住的。十几分钟过后，女猎手军团完成了最后一次冲锋，在留下了一地的尸体过后，他们带着满身的鲜血停在了战场的边沿。盖伦带着皮糙肉厚的巨熊战士杀光了罗威尔最后的亲卫。哒哒哒的脚步声响起，一把乌黑的匕首被卡莎横在了罗威尔的喉咙上。感受着喉头匕首的冰凉，罗威尔下意识的就吞了一口唾沫。但是长期处于高位的他，并没有因为一时的困窘而放弃自己作为贵族的自尊。他故作轻松地说道：“我是赤炎帝国的贵族，对待像我这样的俘虏，我觉得你们需要一点点的尊重。”话音落下，卡莎根本就没有鸟他的意思。他将视线投向了远处的泰兰德，看到对方点头之后，卡莎轻轻拉动了手中的匕首，哗啦一声，锋利的匕首瞬间就切开了罗威尔的喉咙，将他的头颅给切了下来。干得漂亮！盖伦拍手叫好，都特么这种情况了，我们怎么可能还需要俘虏？这人真的是脑子有问题。话音落下，卡莎身子先是一顿，而后便转身走回了盖伦身旁，倒抡起匕首，用刀柄猛砸盖伦的脑袋。被卡莎这么一砸，盖伦当场就懵逼了：“你搞什么？我都夸你呢，你为什么砸我？”卡莎并不言语，砸舒服了之后，便指挥起了巨熊，将地上的这些尸体身上的战甲和武器给扒了下来。在秦风手下工作了这么久之后，卡莎等人充分领会到了秦风节俭过日子的好品质，即便是破烂的武器和装备，他们也会照扒不误。在卡莎等人平平淡淡的扒着尸体上的装备之时，一条条世界通告却是在玩家群体之中掀起了滔天狂澜。世界公告：检测到玩家天意的所招募的士兵摧毁了三国联军，共计击杀750万余人，达成了6阶军团毁灭成就。玩家天意军团毁灭者称号得到提升，当前阶位6阶。世界公告：检测到玩家天意所招募的士兵阻断了三国对枫叶帝国天意大公发起的攻击，摧毁了三国联合军团。特奖励天意永久性领地 buff 4级加速，领地建筑建造速度提升 120%， 生产战斗单位生产速度提升 120%。特奖励天意永久性国战 buff 国战发动机，己方开启国战之时，士兵全属性提升 30%。特奖励天意自由属性点2000点，特奖励天意金币5000亿，特奖励天意随机至尊阶图纸抽取宝箱 X2。希望全球玩家向天意学习，做大做强，创造辉煌。世界公告：检测到天意在4国国战之中获得了超过50亿点的国战点数，达成了首位国战点数超过50亿的玩家成就。特奖励玩家天意永久性祝福诸神的恩典，天意生命值提升100W 点，防御力提升10万点，攻击力提升1万点，攻击速度提升1000点，感知力提升100点。希望全球玩家向天意学习，做大做强，创造辉煌。随着这3道提示音的炸响，整个神域所有的玩家都不淡定了。我靠，这特么的奖励怎么如此的离谱？别的不说，就是那个4级加速的 buff， 就特么已经比我们所有人加在一起生产的时候还要快了。哟嚯嚯，现在居然还要傻子拿自己和天意大佬比较，你自己配不配？心里就没有一点 AC 数？瞧你说的，就算你的生产速度赶得上人家天意大佬，你的钱够吗？资源够吗？你的自觉爵位允许你生产那么多的士兵，允许你建造那么多的建筑吗？这个领地的人口限制居然是真实存在的，我怎么不知道？天意大佬又为什么可以生产那么多的士兵？呵呵，我特么的笑了呀！你有人家天意大佬的地位吗？人家虽然只是个公爵，但是你知道枫叶帝国皇帝对人家的态度是啥样的吗？我听说过一点点，那老皇帝就差把天意大佬供起来了，人家大佬招募再多的士兵，老皇帝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你别说100万大军了，你要是搞出个2万大军，你信不信你所属的帝国马上就会派人来剿灭你？领地玩家就别逼逼了，我们都知道你没有钱，知道你没有人，别他妈的在这儿明面上叫屈，实际上就是刚跟我们炫耀，一群臭不要脸的东西。哎，我现在大概知道了天意大佬的属性为什么那么的恐怖了，人家每次都拿世界通告，每次都能拿到自由属性点奖励。是啊，光是这一次天意大佬就拿了足足2000点，羡慕死我了都。这回可不光是属性点啊，你们没注意到第3道世界公告吗？天意大佬这一次还拿了一个祝福，你们去看那属性，我保证你们会哭晕在厕所。别说了，这么残忍的回忆就让它消失在我的脑海之中吧，别让我再想起了。羡慕嫉妒的情绪在公屏之中发酵，绝大部分的玩家都化身成了酸狗，疯狂的发着消息，吐槽着自己的困窘，感慨着命运的不公。不光是这些普通玩家，神域世界之中一个纯粹由玩家组成的新势力，也是被这3道世界公告给弄傻了。我靠，又特么的来，这样搞下去，我们还怎么在矿脉争夺战之中和那个天意争矿脉啊？先前开会的时候，我以为我们已经洞察了天意之所以这么强大的奥秘，以为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追上天意。结果人家直接就不掩饰了，直接就开刷，还特么本人都没有出面，就拿到了这么多的东西，这特么的就是领地流的好处吗？我特么的热了狗了呀！我刚刚拿到一个特殊职业的转职卷轴，正在开心着呢，突然就给我来这么大一个噩耗，谁他妈的顶得住啊？盟主，盟主，你快出来说句话啊！我们应该怎么办？总不可能一直就这样被天意丢在屁股后面吃灰吧？吃灰？你也配？我们现在连人家的车尾灯都看不到，
哪里有资格吃灰？反天翼联盟的聊天群里，联盟成员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着自己的观点。自从加入到了这个联盟之后，他们就不再把普通的玩家当成自己的对手了，因此他们也不屑于去世界频道之中倾倒心中苦水。看到聊天室里入盟成员们发来的信息，牛云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在整个神域游戏之中，论起被这3道世界通告打击的程度，牛云无疑是最深刻的那一位。无他，只因为他比任何人都要仇视天意。天意每一次获得好处，就像是抡起了大巴掌，狠狠地抽在了他的那张丑脸之上，留下红的分明的巴掌印。起初之时，当牛云等人推断出天意可能拥有着超过常人的天赋和职业的时候，牛云等人以为自己找到了追赶上天意的办法，开辟秘境，寻找特殊职业的转职卷轴。他们想的非常的简单，我们虽然说天赋不如你，没有什么 SS 级或者 SSS 级的天赋，但是你得到的天赋就算真的是 SSS 级的，那你也只有一个，也只是一个玩家。只要我们所有人都拿到了比平常人要强大的特殊职业，我们这么多的人联手，又怎么可能刷不过你一个人？但是当今日那3道世界公告响起在牛云耳边的时候，牛云这才发现，他们和天意之间最大的距离根本就不是什么天赋和职业，而是天意从游戏开始之处就不断累积，直至今日已然成为了足以盖住整个神域大陆的先发优势。在这种先发优势的不断扩张之下，即使天意本人不在，他手下的那些士兵，他招募到的那些个英雄，也可以帮助他以所有人都折断脖子都看不到尾气的速度，时刻不停地刷取资源和成就。想到这里的时候，一股近乎于绝望的无力感觉涌上了牛云的心头。但是此时剑已在前，不得不发。在过去的那几十天的国战之中，不少联盟之内的成员都通过各自的方式拿到了自己的爵位和领地。在见识过天意的那碾压万物的领地流玩法之后，所有拿到领地的玩家都想将天意做过的事情再复制一遍。于是乎，9天之后的矿脉争夺战便成为了所有玩家不可能放弃的重点。毕竟他们不是秦风，不能像秦风那般凭借着一己之力硬生生的摧毁一个国家，搜刮一个国家的资源。对于他们来说，矿脉争夺战之中会暴露的矿脉坐标就成了最好吃也最容易吃到的肥肉。矿脉争夺战绝不能再让天意独占潮头了。按照神域游戏的管理，这次矿脉争夺战估计还会有排行榜和新的成就可以刷。这些东西要是再被天意个人拿过去，我特么的可能就真的回天无术了。想到了这里，牛云狠狠一咬牙，舔着脸开始吹牛逼。兄弟们，我们的计划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展，追上天意也就是迟早的事情。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现在的联盟之中一共有97个兄弟拿到了特殊的转职卷轴，其中有30多个兄弟已经完成了转职。也不怕我们之中出现内鬼，我就跟大家明说了吧，在我们之中还有3个兄弟拿到了 SS 级别的职业，他们晋升3阶之后再度升级所需要的经验值使我们10倍之多。从这经验值的获取难度之上，我相信大家不难看出，这些兄弟一旦成长起来将会有多么的恐怖。到那时候，天意将不再是唯一拥有着越阶单杀能力的玩家，我们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天意将一个个成就收入自己的囊中了。此话一出，整个聊天室里的联盟成员顿时就安静了下来。片刻功夫过后，聊天室像是100度的热水一样，直接就沸腾了。我靠，兄弟们这么顶的吗？哪个兄弟拿了 SS 级的职业啊？站出来说句话，我准备投资你了。投个屁的资啊！大佬带我飞啊！只要你愿意带我，下个阶位我直接转职光法给你打辅助。哈哈，我感觉我没有希望了呀！我计算了天意的升级速度，除开最近一会儿啊，他升级所需要的经验值大概也就是我们10倍的样子。这就是说，我们的兄弟至少在职业之上和天意齐平了呀！冲冲冲！3位大佬站出来一下，我们这次矿脉争夺战能不能搞到足够的收益，就要看大佬你们的了。在一众玩家的呼声之中，3个拿到 SS 级职业的玩家站了出来，他们分别是沪上皇、牛云以及泛美大区的玩家克莱因。3人刚一表明自己的身份，聊天室的联盟成员瞬间就把他们捧到了天花板上。一阵喧闹过后，在牛云的主持之下，聊天室再度归于平静。整个反天意联盟将近70万玩家开始正式的商议，如何乘着秦风参与神灵试炼这一空档期，从 NPC 哪里得知的尽可能的提升自己的实力。他们共享了自己搜寻到的所有的可能出现高品质转职技能书的未开辟的副本和秘境，共享了自己发现的近乎所有的可能存在着珍贵矿脉的坐标。这些人之所以会如此的无私，主要是因为反天意联盟的章程规定并保证了他们的收益，即便他们只是贡献了一些信息，也能从得利者的手中分到一杯羹。完成了资源的分享过后，这些玩家便在牛云的引导之下制作起了国战刷分的思路。兄弟们，我是枫叶帝国的，现在在2路大军的第5军团，欢迎你们随时来偷袭，我帮你们放倒看守的士兵。赤炎帝国星海镇边军已经被我们完全掌控了，想要刷分的赶紧过来吃肉。我打入了一个普通玩家群体的内部，现在还算有点地位，有没有做陷阱的，我现在就把他们往你们那里带。看着聊天室里热火朝天的现状，牛云心中的担忧渐渐退去了。天意，你的先发优势再强大又能怎样？你的小兵再多又能怎样？现在3大帝国都在想方设法围剿你，而我们则可以趁着这个机会，趁着几天之后的矿脉争夺战疯狂发育。你终将被我们送进历史的尘埃之中，你等着。在玩家群体之中的反天意联盟开始搞事情的时候，神域世界之中的3大帝国也因为3国联军的覆灭而陷入到了极大的恐慌之中。银月帝国王都洛尔西加德，3国的最高统治者齐聚在此。没想到罗威尔内斯居然如此的忠勇，整整700万大军就这么葬送在了他的手里，一个人都没有跑出来。赤炎帝国的皇帝格里高利一脸唏嘘地说道：哎，我刚收到了情报，这次导致联军覆灭的主要就是因为那个天意领地之中的那些个远古守护者。其实我们早该想到的，这个异人既然能够让消失了这么多年的暗夜精灵族重返天日，
那他弄出来远古守护者也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凛冬帝国的皇帝尼古拉二世接过了话头，替罗威尔的失利开脱了一句，因为罗威尔是他的领主，此时罗威尔已经死了，骂罗威尔骂得越狠，他的脸上也就越没有光彩。我觉得我们的注意力不应该放在那些远古守护者的身上，以天意那堪称史无前例的发展速度来看，他的领地之中说不定还存在着那种东西。菲谢尔指着远处的一个巨大的树桩，脸上的担忧之色浓郁的近乎化不开。尼古拉二世和格里高利顺着菲谢尔手指的方向望了过去，看到那棵巨大树桩的那一刻，一个可怕的念头便从他们两人的心中升了起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种传说之中的东西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现实？是啊，即便他天意是异人，他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中高出这种层次的东西吧。多的咱们不算，就从天意拿到领地的那一天开始算吧，前前后后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他怎么可能催生得出永恒之树之中存在？格里高利和尼古拉二世连连矢口否认，但是在这两人的心中，一个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恐惧却是被唤醒了。在数十万年之前，神域大陆之上的人类并没有如今这样的统治地位，拥有着超强自然亲和能力和魔法能力的暗夜精灵族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霸主。而奠定暗夜精灵族霸主地位的，就是暗夜精灵最为核心的宝树永恒之树。在永恒之树那恐怖能力的作用之下，暗夜精灵族领地成为了整个神域世界的禁地。没有了后顾之忧的那野精灵们，则是携带着无可抵挡的冰封，横扫了整个世界。如果不是数十万年之前的那一批异人降临到了这个世界之中，现在的神域世界便不会有人类这个物种了。不怕1万，就怕万一。你们不要忘了，他的军队之中可是有着巨熊战士的。我想你们应该知道，没有纪元之树作为支撑和锚点，这些巨熊战士可是无法长久保持清醒状态的。菲谢尔伸手点着面前的世界地图，在风暴帝国旧址的位置上画了一个圈。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问题的话，从那些巨熊战士第一次出现到现在，也过了1个多月了吧？也就是说，那个天意早在1个月之前就已经将生命之树晋升成为了纪元之树。1个月的时间，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神域世界之中半土著来说，确实是眨眼之间的功夫。但是那个天意可是异人啊，还是异人之中发展速度最快的那一个，在整个神域世界有记录的历史之中都能够排进前3的那种。这样的存在，谁又敢保证在过去的1个多月时间里，他没有将纪元之树晋升到永恒之树？一席话说完，格里高利和尼古拉二世的脸色顿时就变得无比的难看了起来。在他们3人之中，菲谢尔无疑是对暗夜精灵族最为了解的人了。原因无他，只因为他所控制的银月帝国就建立在暗夜精灵族的旧址之上。呼，真要如你所说，这事儿可就真的不好办了呀。是啊，那个天意要是真的弄出了永恒之树，岂不是就意味着他很快就能制造出山岭巨人和其美了？那可都是神界之上的存在啊！话音落下，两人均是被自己推断出来的结果吓了个不轻，他们将目光投向了菲谢尔。这个猜测既然是由菲谢尔自己提出来的，那肯定就是有的放矢，且先听听他怎么说。察觉着两人投向自己的目光，菲谢尔无奈地笑了笑，一摊手解释道：“别看我了，我也打开天窗给2位说亮话。对于这种等级的存在，我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已经和平了太多年了，神界之上的战争也早在7万年之前就已经平息了。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算把我们的家底全部都掏干净，我们也不一定能拿得出那样层级的力量。”说话之际，菲谢尔看向了远处，在万里晴空之下耸立着一座山的影子。尼古拉二世和格里高利在听到菲谢尔的话之后，眼神明显暗淡了几分。但是当他们察觉到菲谢尔的眼神投向了那座山之时，一股子莫名的希望却是在他们的心中升起了。对啊，经历了7万年的和平，他们自身的实力却是削减了不少，不再具有开启神战的能力。但是那神山之上的势力可就不一样了呀，那里可是光明教廷的老巢，那里还埋藏着一支神阶军队，而在这批神阶军队的背后，还存在着50年以来那位教皇退下的无数具躯壳。只要能让他们出手扫灭天意的势力，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儿？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请神山的人出手，让他们去和天意对阵？尼古拉二世收回了目光，看向了菲谢尔。是的，那一位毕竟是我们的祖先留在这世界的守护者，当这片大陆面临统治权易主危局之时，他们就会出手。在今日之前，神山的那位一直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地窟那些魔物的身上，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向他证明，天意这个异人才是真正的祸乱之源。呵呵，我以为你有什么道见呢？就这要是可以行得通的话，我早就让人做了。脾气暴躁的格里高利愤然道：“你别着急啊，你先听菲谢尔说完啊。他既然如此郑重其事地提出了这个法子，必然有所准备的呀。有准备又能怎么样？你要知道，天意现在可是归属于枫叶帝国的。陈胜那个与虎谋皮的老家伙，一天不宣判天意是枫叶帝国的叛徒，那个教皇就不可能把天意当成威胁。怎么？难道你觉得他有能力让陈胜那个狗东西改变主意？或者说，你觉得他那张脸已经漂亮到能让陈胜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地步了？”尼古拉二世一阵无语，嘴巴张了张，说不出话来。如果说要对神域大陆之上5大帝国的皇帝进行评比的话，陈胜毫无疑问能够排在第1位。因为就皇帝这个特殊的职业而言，陈胜是没有任何的缺点的。只要能够维持他们陈家的统治，他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包括牺牲掉自己的生命。也不知道陈胜那个狗东西到底是怎么想的，和天意这个异人合作，不就等于是在与虎谋皮吗？谁敢保证天意在收拾完了我们这些人之后，不会把主意打在他陈家的脑袋上？我当时就跟他这么说过了，结果呢，他表面上答应我，紧跟着就派兵跟着天意把风暴帝国给灭了，简直就是个疯子。说到这里，格里高利愤然看向菲谢尔，怒声质疑道：“你别告诉我，你所说的让神山的人出手，就是让陈胜宣布天意是风暴帝国的叛徒吧？”
陈胜那老东西可没有愚蠢到这个地步，他不会不清楚我们灭掉了天意过后，下一个要消灭的是谁。听到这话，菲希尔淡淡一笑，谁说我要全陈胜了？此话一出，另外两人均是一愣，但片刻过后，他们就明白了菲希尔的意思。你想要干掉陈胜，你这是在坏规矩。7万年以来，我们5大帝国可是立下过约定的，只要没有派兵攻入敌国的王都，可是不能对对方的皇帝出手的。你要是这么做了，那我们的命拿什么去保障？你要是开了这个先河，岂不是我们所有人今后都要活在恐惧之中？和蓝星的古代王朝不同，神域世界的世俗权力之上是存在着拥有着神阶力量的。这些神阶之上的人物一旦失去了约束，肆意的刺杀帝国的皇帝，整个大陆都将陷入混乱之中。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5大帝国的统治者就立下了一个契约，约定了不能在破城之前对敌国的皇帝出手。这一契约自建立之初就一直受到5大帝国皇室的保护，谁都不愿意打破它。活在恐惧中，简直可笑。要是就这么让天意发展下去，我们3个能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都是个问题，还谈什么恐惧不恐惧的？就现在这情况，想要解决掉天意，就必须这么做，就必须杀掉枫叶帝国所有的皇室成员，让枫叶帝国失去正统和法理。这样一来，有没有陈胜的宣告，神山之上的那位都会对天意出手，那时候我们才能高枕无忧。一席话说出，格里高利和尼古拉二世均是陷入了沉默之中。他们无比的清楚，一旦做出了这个决定之后，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但是，就正如菲希尔所说的那样，不这么做的话，他们迟早也是死路一条。与其等死，还不如拼他一把，先把枫叶帝国和天意弄死再说。至于之后整个大陆的统治权归属问题，就要看在场3人的手段如何了。想到了这里之后，两人均是点了点头，答应下了菲希尔的提议。枫叶帝国王都先祖祠堂，陈胜面无表情地看着祖先的牌位，眼神之中满是平静。如果我做错了什么，请各位先祖原谅我。乱世已经到来了，我不先做这种事情，其他人也会做出和我同样的选择。而且，我不认为天意那个人会贪恋世俗的权利，这一点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说完这句话之后，陈胜请了3炷香，插到了面前的香炉之中。而后，陈胜便离开了祠堂，回到了自己的寝宫之中。休伯特，你不用守着我了，你去天意的领地守着。他回来之后，你就给我传个消息过来。其他的人我信不过，我只相信你。陛下，我要是走了，你怎么办？现在情况这么危险。陈胜挥了挥手，阻断了休伯特的话。有那个契约在，那3个人是不敢对我贸然出手的。别看他们现在联合的挺紧密的，其实背地里面齐心不齐。谁要是第一个提出那个提议，必然就会被另外的2人当成敌人，他们不敢的。更何况，我现在根本就不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对于他们来说，消灭天意才是头等大事儿。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是不会动我们的。休伯特挠了挠头，但笑了一声。也是啊，他们现在虽然陈兵在了我们的边境上，但是一直都是小打小闹的，注意力根本就不在我们这一边。更何况天意大公的军队还灭了他们的联军。好了，你不用给我解释你的想法了，我有点累了。你赶快去吧，务必不能离开天意的领地一步。遵命。休伯特转身就要往宫殿之外走去，可就在此时，陈胜却是叫住了他。对了，你把这东西带上，我闺女平时最喜欢吃绿豆糕了，你把这些给她带过去，她在那边快2个月了，估计也馋。砰的一声轻响，一枚储物戒指被陈胜弹飞到了休伯特的怀中。好的，陛下，我一定给小公主带到。话音落地，在陈胜的注视之下，休伯特便离开了。砰的一声轻响，陈胜抛弃了一枚印着他父亲头像的金币，这是他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游戏，每当他犹豫不定的时候，他就会抛一次。还是正面啊，一连10次，10次正面，我这运气啊！陈胜感慨着收起了金币，而后便把目光投向了厚重宫墙之外，暮色愈发浓重的天空，静静地享受着他最后的人生。秦风领地，永恒之树下。完成了每日必须要做的祈祷之后，泰兰德睁开了眼睛。咚咚咚的脚步声响起，叶红宇走到了泰兰德的面前。泰兰德将军，小精灵已经修好了所有的月亮井，受伤的战士和远古守护者们也得到了生命之泉的治疗。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去做的吗？听到这话，泰兰德淡声说道：“你先等一会儿，席勒到来之后，我会有任务交给你。”说完这句话之后，泰兰德便在意识空间之中联系上了其他6位英雄，把他们叫到了永恒之树下。泰兰德，又有仗要打了吗？接到了泰兰德的召唤之后，盖伦直接就放下了打铁的兴趣爱好，冲到了此处。抵达这里之后，口直心快的他直接就发问了：“有是有，但是和之前我们打过的有些不一样。”哦，怎么都不一样法？卡莎脚踩着落叶，从密林之中显露出了身形。这一次我需要你们俩带着角鹰骑士出去一趟，潜伏到赤炎帝国之中去。说这话的时候，泰兰德拿出了一张神域大陆的地图。从距离上来看，除了风暴帝国之外，赤炎帝国距离我们的直线距离是最近的，3大帝国的军需和辎重都会从那里中转。你们的任务就是找到他们的中转站，能带走的就带走，不能带走的就直接摧毁掉。卡莎皱眉道：“赤炎帝国那么大，我们上哪去找他们的辎重中转站啊？”泰兰德微微一笑，解释道：“我们虽然没有路子挖出3大帝国的军需物资中转站，但这并不意味着枫叶帝国的人就没有办法。我已经通知了席勒，他马上就会过来。他现在是枫叶帝国的2路大军统帅，得到了主人和枫叶帝国皇帝的双重认可，整个枫叶帝国的谍报系统都掌握在他的手中。”盖伦眼睛一亮，哈哈，好差事啊！那就这么说定了呀，就我和卡莎过去，你们谁都不许跟我们抢啊！话音落下，萨勒芬妮等辅助均是翻着白眼瞪了盖伦一眼。这事儿也就只有你俩能办成，我们3都是辅助，就算我们想也办不了啊！就是我看着大块头就是故意在我们面前装像的，我想揍他。时间在嬉笑之中过去，一声脚音的提名在众人头顶响起，席勒来了。
见过泰兰德将军。被角鹰骑士扔到了地面之后，席勒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走到了泰兰德面前，打招呼道：“席勒统帅不必客气，我这次找你过来是想借助你的力量，帮我们搜寻三大帝国的辎重中转站。”泰兰德将自己的计划说了一遍，听完之后，席勒二话不说，直接就答应了下来。行，有纸笔吗？算了，我直接把原件给你们吧，你们用完了再还我也不迟。席勒从储物装备之中拿出了一个小册子，这里面写着的便是枫叶帝国所有间谍的信息以及联系的方式和口令。自从秦风任命席勒为2路大军的统帅过后，席勒便认定了一条公理，那就是皇帝的命令都可以不听，天意大公的话必须要听。原因无他，只因为他能坐上今日这般高位，全仰仗着秦风的威信。如果没有秦风，就凭他自己，终其一生都不可能成为枫叶帝国大军的第2高统帅。如今秦风不在，泰兰德自然就成为了秦风的代言人。对于席勒而言，泰兰德所说的话便等同于秦风本人的命令。泰兰德将军，还有什么事情吗？泰兰德点头，确实还有事情需要将军的配合。我需要你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带领你的大军进入三国之中腹地，不求攻占城池，只需要你闹点动静出来，越大越好。席勒点头，答应下了泰兰德的要求，而后又问了一句：什么是恰当的时机呢？听到这话，泰兰德不由看向了远处那座高耸入云的神山。神山之上的那些人出动的时候，就是你们动手的时机。此时的泰兰德并不知道神山之上的那些人和大陆之上5大帝国的关系，但是他与生俱来的危机意识让他一直警惕着神山之上的光明教廷。在秦风升级了领地，制造出了山岭巨人和奇美拉之后，泰兰德便再没有将赤炎、岭东以及银月帝国当成过真正的敌人。整个神域大陆之上，唯一能对秦风领地造成威胁的，便只有镇压了地窟整整7万年的光明教廷。为了面对有可能来自神山的威胁，降低光明教廷进犯之时那些来自于3大帝国的压力，泰兰德便想到了这2个法子。首先就是辎重问题，和秦风的这些个士兵不同，3大帝国的军队是需要吃饭的。大军一旦出动，每天所消耗的粮草都是天文数字，只要能够摧毁敌人的辎重粮草，正面战场之上的压力就会大大的削减。其次的话就是席勒这支军队了。此时在看到了秦风军队强横的战力之后，3大帝国的统治者必然会将消灭秦风的士兵当成首要的目标。在此情况之下，枫叶帝国的压力便会减小很多。与其放任这支军队和3大帝国的那些杂兵对峙，还不如把他们丢到3大帝国的腹地去，来一场围魏救赵。想到了这里之后，泰兰德便看向了叶红鱼。我会把驱速非洲的控制权交接到你的手上，一旦我们这边开战，你立刻就和席勒一起将士兵运送到3大帝国的腹地之中去。叶红鱼上前一步，拱手道：遵命。好，你们现在就去准备吧。泰兰德点点头，淡声说道。话音落下，卡莎和盖伦率先带着2万头角鹰在夜色的掩护之下离开了。随后叶红鱼带着5000头巨熊战士跟着席勒赶往枫叶帝国大军驻地。一时间，整个大陆之上最为强大的几股势力都动了起来，其中既有准备在矿脉争夺战和眼下的国战之中捞好处的玩家们，也有忌惮于秦风势大联合在了一起的3大帝国。枫叶帝国的皇帝也布下了局，秦风的代言人泰兰德也做好了准备。神域大陆之上，最终之战即将打响。经过3天时间的准备，数十支暗杀部队从赤炎帝国的王都出发，来到了枫叶帝国的国境之中。这些暗杀部队的目的地各不相同，有前往枫叶城准备暗杀帝国3皇子陈天阳的，也有隐藏在帝都青楼准备乘着枫叶帝国大皇子陈天赐寻欢作乐之时动手杀人的。除开这些个老皇帝的直系血脉之外，枫叶帝国的那些个亲王也没有脱离这张张开的巨网。但凡跟皇室有一点关系的人，都被人从茫茫人海之中捞了出来，安放在了暗杀名单之上。时辰已经到了，动手吧。夜色的掩盖之下，枫叶帝国城主府的一个角落里传出了细微的响动。外围的看守你们都放倒了吗？放心吧，首领，我们办事你放心，全都被我们杀绝了。里面要是一打起来，短时间内是不会有人赶过来的。行，通知所有人立刻动手。速速，一道道黑影窜出，朝着城主府中陈天阳的居所便前行过去。片刻功夫过后，这些黑影便来到了一座燃着悠悠灯火的门前。3号、4号，干掉这俩守卫。嘘嘘，2道短促而有力的响声过后，2个守卫捂住自己的喉咙，倒在了地上。解决掉了这2个守卫之后，整个暗杀团队非常有秩序的分散开来。2人嗖的一下就跳上了屋顶，给其他的人放风。更有4人隐匿了身形，藏在了房屋外面的4个角落里，埋伏了起来。一旦里边的耳放刺杀不利，让陈天阳逃了出来，他们就可以及时冲上去补刀。在这些后手就位之后，一个9人小队便从9个方向破门或是破窗，进入到了陈天阳的房间之中。此时的陈天阳正在梦乡里，这些天的战争把他搞得无比的疲惫。也正是因为这一份疲惫，使得陈天阳根本就没有察觉到刺客的潜入。谁的挺香的呀？不过也好，至少你死的时候不会有太大的痛苦。领头那人自言自语着，话音还未落下的那一刻，他便举起了手中的匕首，刺向了陈天阳的喉咙。噗的一声，这匕首刺穿了陈天阳身上的被动防御屏障。又是噗的一声，必杀刺穿了陈天阳脖子上的一条项链激发而出的护盾。还是噗的一声，这一次直接的刺穿了陈天阳的喉咙。感觉到利刃入肉之后，头领紧握住匕首，斜着向下一压，而后又是往回一拉，整个动作行云流水，异常的顺滑和迅速。陈天阳根本没有反应过来，还沉睡在梦中的时候，就已经被人切下了脑袋。哎，这难度不怎么大嘛，收工。在枫叶城里的这些刺客动手的时候，所有潜伏在枫叶帝国的刺客也动手了。他们在枫叶帝国王都的各个青楼之中斩杀了枫叶帝国大皇子陈天赐、枫叶帝国亲王陈北洛等等皇室成员。
其他的分布在枫叶帝国各处的和皇室有关系的人员也没有幸免于难，通通被这些个刺客给弄死了。报告，第一小队已经完成了任务目标。报告，第二小队也已完成了任务目标。听着耳畔的报告之声，凛冬帝国的守护神灵加特林脸上的表情愈发轻松了起来。他转过了头，看向了身边另外2个人，轻声说道：“内瑟斯、克莫格，其他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该轮到我们出手了。那就动手嘛，仅凭一个休伯特，根本就不可能拦得住我们。”哈哈，老夫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轻松过。3人均是非常轻松的笑着，和其他的刺杀小队不同，他们这一支队伍只有3个人，但若是比较起战力，这3人能够把所有的刺杀小队吊起来打。因为他们3个是3大帝国的守护神灵，在这神域大陆的传统势力之中，除开神山之上的那些个老东西，就属他们的实力最为强大。而他们这一次的目的也非常的简单，就是等其他的刺杀小队将枫叶帝国所有的皇室血裔击杀掉之后，执行刺杀计划的最后一步，即杀掉枫叶帝国的皇帝。呼呼呼的风声响起，一个巨大的罩子直接就将整个枫叶帝国的皇城罩在了其中。我已经完成了封锁，从现在开始，没有任何人能够在这罩子被打破之前离开这座皇城。加特林，你动手吧，先把那些个闲杂人等清理一下。听到克莫格的话，加特林点了点头，而后便伸出了左手，轻轻一握，一阵无形的波动以加特林所在的位置为圆心，瞬息之间就扩散到了整个皇城之中。咔嚓咔嚓的声音响起，这波动所过之处，万物都化作了冰雕。看到这一幕，加特林张口吐出了一口气。这气息刚刚冲出的时候非常的微弱，但是随着冲击距离的增加，其冲击力也逐渐增长了起来。当这吹息抵达地面的那一刻，直接就化作了一道极其庞大的冲击波。所过之处，所有被冻结的冰雕轰然炸裂成了而冰晶碎片，反射着月光铺在了地面之上。轰轰轰轰，冲击波滚滚向前，最终撞在了枫叶帝国的大殿之上。和之前的那些建筑物一样，这大殿也没有抗住冲击波，直接被彻底摧毁了。片刻之后，烟尘散去，枫叶帝国的老皇帝陈胜从冰雪之中显露出了身形。你们迟到了几天？淡淡的声音在皇城之中响起，陈胜正襟危坐，眉目之间带着淡淡的笑意。听到这话，赶来刺杀的3位护国神灵均是一愣。休伯特呢？他怎么没有在你的身边？迟到？什么意思？你猜到了我们要来？装神弄鬼！我直截了当的告诉你，你今天说什么都得死。陈胜微笑着摇了摇头，没有接3人的话。这是枫叶帝国的帝国之心，你们谁有空的可以过来拿一下。不过拿了这个东西之后，我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个体面的死法。动手的时候最好快一点。听到这话，加特林3人直接就懵了。在前来刺杀陈胜的时候，他们设想过无数的画面，还在心中防备着陈胜的后手，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陈胜面对他们的时候居然如此的坦然，不但非常自觉地拿出了帝国之心，还毫无求生欲地表示希望他们能给他一个体面的死法。下意识的，加特林便展开了自己的神念，扫视起了整个皇城，寻找起了陈胜的真身。他不相信陈胜是真的在求死，毕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皇帝就算再怎么权势滔天，也避不开这一点。但是无论加特林如何搜寻，他都没有在皇城之中搜寻到任何一个除了面前之人之外具有生命迹象的单位。别找了，我没有藏着，如此出现在你们的面前，也并非是陷阱，你们可以放心的杀。陈胜手撑着皇座的把手，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作为枫叶帝国的皇帝，陈胜的实力不算太差，但是和神灵位格的加特林相比，却是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的。刚才的那一道冲击波虽然没有将他直接杀死，但也给他的身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看着陈胜的举动，加特林3人均是皱起了眉头。此事实在是太过于的古怪了，他们很难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就是真实。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本来轻微的脚步声，在这空旷无人的皇城之中，却显得无比的巨大。走到了3人的近前，陈胜拉起了加特林的左手，点在了自己的眉心之上。我已经为你敞开了我的意识，只要你愿意，你随时都可以鉴别我说的话是真是假。这是枫叶帝国的帝国之心，杀死我之后，你们就可以占据它，并且利用它向整个枫叶帝国所有的城池播报我的死亡。还有枫叶帝国全体皇室成员的死亡。说完这些话之后，陈胜便放下了拉住加特林的手，正了正自己的衣冠，无比坦然地看向了3人。他说的是真的，他真的是陈胜。克格莫疑惑地看向加特林，此时的他明明心中有了答案，却还是在寻求旁人的确定。内瑟斯也转过了头，看向了加特林，等待着加特林的回答。他说的都是真的。加特林面色凝重地看向陈胜，他不清楚陈胜为什么这样做。不要问了，赶紧动手吧，我跟你们没什么好说的。听到这话，加特林眸中顿时就泛起了一道寒光。尽管此时的他仍旧看不明白陈胜这般行事的意义，但是对于他而言，这本就不在他的职责范围之中。想到了这里之后，加特林也不言语，直接就将一道冰寒之气注入了陈胜的身体之中。一瞬间，毫不设防的陈胜便被这道冰寒之气变成了一座冰雕，被刮来的风一吹，便化作了漫天反射着盈盈月光的冰屑。与此同时，一道白光从枫叶帝国王都之外的一座高塔顶层的发射器之中，飞向了远方秦风领地之中的一个小木屋。看着漫天的冰屑，加特林脸上的凝重神色并没有因此而消减半分。克格莫，按照约定，这颗帝国之心属于你们银月帝国的，希望你告诉你的皇帝，不要妄图撕毁协议，该给我们的东西，你们一样都不能少。克格莫拿起了帝国之心，将自己的魔力注入其中。这是自然，我想陛下还没有愚蠢到那种地步。拿到了帝国之心过后，这3人便将此地发生的一切传输到了各自皇帝的脑海之中。神山光明教廷，此时早已等候在此地的3位皇帝均是接收到了各自守护神灵传来的消息。古怪啊，这陈胜死前到底搞的是那一出？
据我对他的了解，他不是那种容易放弃的人啊。从他的反应上来看，他应该早就猜到了我们会对他动手才是。既然如此，他又为何会让休伯特离开？难道是不忍心休伯特和他一起送命？不应该啊！这老东西连自己的儿子都能放弃，又怎么会单独保全一个休伯特呢？如果他提前知道了我们的计划，他完全有能力再撑一段时间的呀。我们想要找到杀死他，绝对没有现在这么容易。别想了，我们不是陈胜，那个老狐狸的心思可没有那么好猜。银月帝国的女皇帝菲谢尔打断了格里高利和尼古拉尔氏的交谈，她伸出纤纤玉手，指向了面前的光明神殿。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的阴谋诡计都是虚妄。现在陈胜连同那些皇室成员既然已经死了，那请神山消灭天意的最大阻碍便是荡然无存。只要能灭了天意，以我们三国的实力，无论他陈胜预备了什么后手，都阻挡不了我们。一抹绝强的气势从菲谢尔玲珑有致的娇躯之中爆发而出，他铿锵有力道：现在我们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将此事告知教皇，让他知道天意这个异人的存在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的法力，让他明白这个人才是比地库那些魔物还要具有威胁性的存在。说完了这句话之后，菲谢尔便率先走向了光明教廷的大殿，前去面见教皇。尼古拉二世和格里高利互相看了一眼，而后便跟了上去。由于三人高贵的身份，神山之上的护卫并没有拦阻他们。很快，三人便进入到了光明教廷的大殿之中，看到了那位面无表情端坐在教皇尊位之上的神灵。教皇冕下，我等在俗世发现了一个足以摧毁整个神域大陆秩序的异端，那个人名叫天意，是个异人。他和倒行逆施的陈胜勾结在了一起，毁灭掉了风暴帝国，杀死了风暴之神的后裔班图哈布斯堡陛下。如今倒行逆施的陈胜已经殒命，天意的存在不再具有任何的法力，请教皇出山摧毁天意的势力，并将之封印在神山之中。说话之间，菲谢尔将一段整理好的装着秦风信息的玉牌递到了教皇的手中。教皇拿起了这块玉牌，只是一眼便已然掌握了其中所有的讯息。霎时间，极其恐怖的气息从神山山腹之中传出，一道道光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到了教皇的体内，跟他融合在了一起。至此，神域大陆的至强者彻底解除了对于自己的限制，拿回了积累了整整7万年的力量。随着力量的回归，教皇的气势瞬间暴涨，直接就引来了天地异象。只见终年缭绕在神山之上的云层瞬间消散的没有半点踪迹，仿佛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般。只听得轰隆轰隆的响声泛起，沿着起伏的山脉和掩藏在地下的地脉传向整个神域大陆。巍峨的神山在教皇溢散而出的威压之下，猛然下陷了将近3000米，直接就将神山方圆万里的地面撕扯出了一道道恐怖的沟壑。神山之上所有的神职人员都感受到了一股绝强的威压，在这股威压的压制之下，他们直接被压制在了地面之上，根本动弹不得。老师，这是在干什么呀？为何会召回了自己的躯壳？是地窟魔物异动了吗？不应该啊！以老师一具身体的实力，就足以碾压了地窟才是。地窟的异动又怎会把老师逼到如此的地步？被压制在地面之上，动弹不得的卡莱尔一脸疑惑地想着。此时的他很想扬起脖子，看看教廷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以他的实力，根本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同样的疑惑在无数神职人员的心中升起，同卡莱尔一样，实力孱弱的他们根本就抬起不起头，更无法展开自己的神念。欧陆大区至强者众神之王奥丁皱起了眉头，看向了远方的天际线。神域大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居然让他做出这等举动？在我的感知之中，地窟之中的那些顶级魔物好像还在沉睡之中啊，怎么可能有人有资格让他动用这种层级的力量？难道是因为异人的出现？不对啊，这次异人出现到现在才几个月啊，没有可能养蛊养出那种足以威胁到神域大陆秩序的存在才是。泛美大区，一条身躯庞大无比的羽蛇吐着蛇信子，缠绕在一座红色的祭坛之上。察觉到神域大陆传来的异动之后，羽蛇动用了自己的权柄，开始测算未来。而后他便看到了一抹浓郁到仿佛要把整个世界都染成猩红的血迹。下一刻，他的双目之中就流下了2行血泪，他的眼睛暂时失明了。猩红还是出现了，羽蛇缠绕着身下的祭坛越收越紧，但是无论他如何收缩，这祭坛都纹丝不动，就连祭坛之上的灰尘都没有被荡起。明明我们可以共存，明明我们都可以活下去，但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每次都是这样的零和博弈。羽蛇张开了巨口，对着神域大陆的方向发出了一道恐怖至极的音波。那人是猩红的传人，他会选择灭世之路。在神山发生异变的同时，整个神域世界所有的大区守护神灵都察觉到了异样。霎时间，整个世界的强者都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神域大陆。只可惜的是，此时还未有一人完成灭世之路的第一道关卡，他们被限制在了各自的地盘之上，无法行动。如若不然的话，此时的他们已然动身前往神域大陆一探究竟了。哟嚯，这一次来得这么的快吗？也不知道会是哪个小伙子，居然如此生猛，居然把奥古斯都教皇逼到了这个份上。感受着神域大陆方向传来的异动，林初雪很是感慨：“师傅，那个奥古斯都很强吗？”冯果果仰着脑袋看着自己的师傅，问了一句：“这么说吧，你现在不是刚刚到神阶吗？以他的实力，只需要看你一眼就能够弄死你。不过呢，这只是跟你相比，要是拿他跟你师傅我比，他差的可就远了。师傅你就吹吧，无论谁你都说跟你差的可远了，你臭不要脸，胆儿肥了呀，居然敢跟师傅顶嘴了！你别跑，今天不把你屁股打开花，我就不叫林初雪。”啪啪啪啪，师傅，我错了，我下次还敢。林初雪愕然，将本来已经放下的手又扬了起来。又做了几分钟之后，冯果果彻底被大蒙蔽了，不敢再造次。林初雪这才回过头看向了神域大陆的方向。既然已经有了第一个，那第二个的出现估计也快了。这一届的小伙子们很勇啊，看来我得早点准备了。
只可惜我他妈是个监察者，不然这瓜我说什么都得吃一吃。神山光明教廷大殿，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教皇奥古斯都终于能够收束自己的力量了。不过，此时距离他彻底掌握这具身体的控制权，还是有着一定的距离的。所有光明教廷的骑士听令，立刻动身包围枫叶帝国天翼大宫领地。在我抵达那处之前，绝不能放走任何一个活物。同样的话，在神山之上所有的神职人员的脑海之中响起。与此同时，在神山之中沉睡了无数年的神阶之上的战士也苏醒了过来。轰轰轰的声音响起，他们破开山壁，走向那个位于神山半山腰的平台。看着身穿着铠甲、气势恐怖到极致的神山底蕴从面前走过，回味着老师此前的那番话，卡莱尔脸色巨变。老师这是要对天意出手？他虽然是个异人，但是怎会让老师如此动怒？不行，我必须拦住老师，我绝不能让他们起争端。一念及此，卡莱尔翻身而起，就要往光明教廷的大殿而去。可没等他走出去几步，一道道封印便出现在了他的身上，禁锢了他的身体，甚至连他的意识也封印住了。下一刻，卡莱尔便出现在了神山内部的一间囚室里。除开这些神域世界之中的土著，玩家们也被这股力量给吓了一跳。我靠，刚才那是什么玩意儿？我他妈的走着走着就掉到地下摔死了！你们快看神山，这玩意儿直接往下错了好几千米，要变天了吗？这么大动静！世界频道之中，玩家们你一言我一语的感慨着。就在此时，一道世界公告出现在了公屏之中。世界公告：光明教廷将玩家天意列入必杀目标，神话级大事件屠神之战开启。此刻起，玩家们可以选择阵营。阵营1，加入天意阵营，同天意一起消灭教皇奥古斯都。阵营2，加入教廷阵营，同教皇奥古斯都一起摧毁玩家天意的势力。世界公告：检测到神话级大事件屠神之战已开启，特开启积分排行榜，2个阵营积分排名前10位的玩家均可在事件结束之后获得奖励。随着2道世界公告的提示音响起，每一个玩家的面前都出现了一个只要2个答案的问题，即要么加入天意的阵营，帮助天意干掉教皇和光明教廷，要么加入神山阵营，帮助教皇干掉天意。我靠，这尼玛怎么选啊？就天意大佬那种猛人，我表示非常的难办啊。天意大佬不是正在完成一个试炼任务吗？他人都没有出现，怎么就搞出了这么大的动静啊？靠，你们快看神山阵营的简报，这特么的还有的选吗？我康康，草民草，这特么的是我们可以抵挡得住的。教皇奥古斯都居然是至尊5阶的存在，这特么的是什么段位？别说教皇了，神山之中可是还有着将近200个神阶骑士，这根本就不是我们能够抵抗得了的战力。是不是系统出问题了呀？卓尼玛游戏才刚刚开服2个月，我们大部分人才30-40级，这种程度的 BOSS 是我们可以看的。兄弟们，我感觉我们这一把没得选了呀！我宣布我投敌了，嘿嘿嘿，欢迎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我们都投敌了。天意大佬，你可别怪我们啊，我们都是被逼的。一阵讨论过后，华夏大区绝大部分的玩家都选择加入到了神山的阵营之中。看到这一幕，以牛云为首的反天意联盟直接就乐开了花。哈哈，没想到这个天意居然还有今天，就神山这个战力，不说轻轻松松吧，至少也能说毫不费力就能把天意的领地给扬了。哪里才只是领地啊，我感觉天意本人都要被那个教皇给扬了。是啊，那个教皇可是至尊5阶的存在啊，我刚才查了一下资料，这种等级的存在是能够拥有至尊阶的领域的。换句话说，天意召唤出来的那个红色的领域，在这种层级的 BOSS 面前是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的。一想到天意之前所有的努力就要付之东流，我特么的就开心的想笑啊，我好想笑。一阵肆意的嘲讽之后，反天意联盟全体成员便兴高采烈，毫无任何迟疑的选择加入了神山阵营之中。选择完了阵营之后，这些人便动身前往秦风的领地了。就在这个时候，每个人的耳边又响起了世界公告。世界公告：矿脉争夺战开启，所有玩家均可参与到矿脉争夺战之中。当前矿脉分布点已完成标记，其中9级矿脉12444座，8级矿脉18974座，7级矿脉48487座，其余等级矿脉若干。希望各位玩家能够积极参与到矿脉争夺战之中，每占领或抢夺一座矿脉，均可以获得相应排名积分。希望全球所有玩家积极参与，做大做强，创造辉煌。我靠，我今天这么的走运吗？刚碰上一个史诗级大事件，又来了个矿脉争夺战。哈哈，这还不是最幸运的事情，最值得庆幸的是，天意大佬这一次无法和我们争抢。说的对啊，兄弟，天意大佬从那个试炼任务出来之后，不得被教皇打得东躲西藏啊！他哪里会有时间和我们抢资源了吗？嘿嘿嘿，天意大佬手下的那些个女猎手长得老漂亮了，我要抢一个，不，我要2个，都是我的，你们谁都别想跟我抢，女人都是我的。哼，一群被下半身掌控的蠢货，都不知道学一下我，女人我见一个杀一个。枫叶帝国 K8、K7 区域的所有矿脉，我们夜战八方公会包圆了，散人识趣的话自己滚，不要逼我们动手杀你们。我们王图霸业公会要 G1、G2 2个区域的矿脉，给大家打个招呼。纵横公会和散人玩家们不同，在矿脉争夺战公告发出的那一刻，这些个公会就像是提前准备了一样，直接就划分起了势力范围。原因也很简单，在牛云等人的超能力的撮合之下，这些公会的会长和中坚力量基本上都加入到了反天意联盟之中。为了追上秦风的步伐，他们老早就确定好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今日他们的反应之所以迟了一点，主要还是因为屠神之战将他们的注意力吸引了一会儿。而今他们已经抉择好了阵营，完成了人手的配置，自然而然的就将目标转移到了矿脉争夺战之中。对于这些公会玩家来说，这一次他们2个排行榜的积分都要刷。有货！你们这些公会的脸皮就这么厚的吗？天意大佬都没有干的事情，居然让你们这帮子畜生干了！别逼逼，坐标发过来，
你要是不认可我们的分配，我们就来碰一碰，碰就碰，谁怕谁啊？工会玩家们的倒行逆施很快便引来了散人玩家们的不满，双方先是在世界频道之中对骂，而后又在神域世界之中约架。几分钟过后，约架的双方结束了亲切而友好的交流，并对矿脉的分配问题达成了一致性的意见。处理完了这些小摩擦了之后，以各大工会为载体的反天翼联盟便开始在神域大陆之中搞事情了。他们一边召集着人手占领那些自己势力范围之中的矿脉，一边派出了最为精锐的成员赶往秦风的领地，准备配合着神山的军队摧毁秦风领地之中所有的活物。在这些人动手的时候，那道从枫叶帝国王都之外的魔法高塔之中飞出的那一道白光也抵达了他的目的地，钻进了正陪着2头幽冥白虎崽子玩闹的陈洛脑海之中。白光入体之后，陈洛先是一愣，而后2道泪水便沿着他的脸颊落到了地面之上。看到这一幕，一旁百无聊赖的休伯特顿时就生出了一股子不祥的感觉。他3步并作2步走到了陈洛的身边，急切地问道：“公主，是出了什么事情了吗？”我爹没了。陈洛，当你收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已经死了。我是陈家的皇帝，帝国荡然无存之际，我不能独活，我需要为我的帝国陪葬。早在我把你送给天意的那一刻，我就思考过我会有今天。不过那时的我并没有想到，这一天会到来的那么的快。天意崛起的太快了，快到我竭尽全力都跟不上他的脚步。他毁灭风暴帝国的那一天，就注定了我今日的结局。因为另外3大帝国的人绝对不可能看着我和他继续发展，他们会想方设法的阻拦我们，甚至直接派人来刺杀我，从而让神山出手。对于这个可能性，我做过计算，即便我动用全部底牌，我也不可能避免生死魂销的结局。与之相反，我反抗的越是激烈，我们输的就会越惨。为了保全足以复国的力量，我只好选择用这条命去跟他们赌。我赌天意能够在这场灾难之中活下来。为此，我特意把休伯特安排在了你的身边，他会帮助你和天意躲避来自神山的追杀，直到天意拥有可以对抗神山的力量。好了，该给你解释的已经差不多了，这些东西你能够理解就理解，不能理解的话也没有关系。不过下面的话，我希望你能够牢记在心。陈洛，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陈家唯一的后人了，你需要承担起我们陈家人的责任，让枫叶帝国的旗帜永远飘扬着在这片大陆之上。当然，现在并不是你该工作的时候，现在的你还需要忍耐，需要等待天意成长起来，等到他拥有足够扫平全大陆敌人的那一刻，你才可以显露自己的身份，为我复国。陈洛儿目光呆滞地听着，此时他的眼泪根本就由不得他去控制，哗啦哗啦的就往下掉。一幕小时候的场景在他脑海之中闪过，父亲暴力冷酷的一面直接消失无踪，年少记忆里少有的温馨画面挤占了陈洛儿全部的意识，将这一段冰冷的近乎不带半点感情的临终遗言都染上了暖色。这些回忆本来是甜蜜的，每当陈洛儿生父亲的气的时候，这些记忆都会是父女和好的契机。但此刻，这些记忆却是将陈洛儿的痛苦放大了无数倍，让他的眼泪都没有了声音。看着呆愣在原地流着眼泪悲痛的不能自已的陈洛，休伯特瞬时就想起了陈胜交给他的那个储物袋。陈胜当时告诉他，这里面装着的是陈洛喜欢吃的绿豆糕，让他带给陈洛。休伯特当时答应了，但转头却将这事儿给忘了。如今想起，休伯特的直觉顿时就提醒了他，这个袋子里装着的绝对不会只是简简单单的绿豆糕。陈胜那种人也不会因为只想送点绿豆糕而把他指派到这里来。想到了这里，休伯特直接就打开了储物袋，将里面所有的绿豆糕都倒在了地上。休伯特将自己的精神力放大到了极致，仔细检查着地上的绿豆糕。片刻之后，他便发现了异常。在一个绿豆糕的中心，那个本该是馅料的位置，赫然塞进去了一团蜷起来的用魔力包裹住了的纸条。休伯特伸手捡起了这块糕点，将之揉碎，取出了那张纸条。呼，轻吹一口气，驱散了纸条上附着的魔力之后，休伯特将纸条展开。他看到了纸条上写的东西，那是一串数字，点点灵光在休伯特的脑海之中闪烁。也不知怎地，休伯特直接就想起了枫叶帝国真正的底蕴——幽灵军，和风暴帝国的亡灵军团定位有点类似。幽灵军是一个只有枫叶帝国皇室成员才能够驱动的帝国最后的力量。在7万多年之前混乱纪元，枫叶帝国的开国皇帝奴役了战败者的灵魂，将他们束缚在了一块令牌之中。一旦枫叶帝国遇到了无法抵御的敌人，帝国的继承者就可以利用这些被奴役的灵魂发起最后的反抗。想到了这里之后，休伯特便顾不得陈洛儿的悲伤情绪了。他走到了陈洛儿的近前，点了点对方的肩膀：“公主殿下，陛下是否给过你一块牌子？”听到这话，陈洛儿呆滞的眼睛里顿时就亮起了一道光。他想起了离开王都的时候父亲给他的那块牌子，那牌子里装着他父亲的一缕意识，使得他能够及时和父亲联系。但转瞬之后却是暗淡了下去。休伯特固然很强，但是他的父亲已经死了，仅凭一块牌子中留下的那微弱的意识，根本不足以让他的父亲复活。看着毫无反应的陈洛，休伯特眼神之中满是怜惜。此时他虽然不知道陈胜在那道白光之中留给了陈洛什么信息，但是凭借着这么多年的朝夕相伴，休伯特也能够猜得出，陈胜这是硬将自己身上的责任扔到了这个瘦弱到扛不起任何风浪的娇花之上。不过这并非是愚蠢的选择，反而无比的明智。在神域大陆这个以力为尊的世界之中，实力越是微小，就越是不起眼，就越能隐藏下去。相比于其他那些野心勃勃、一心想要继承皇位的皇子和皇女们，陈洛显然才是那个最容易隐藏下去的人。想到了这里之后，休伯特便往一旁挪动了几个身位，不再追问陈洛那道白光之中还有着什么信息，更没有出声安慰。再好听的安慰都不足以消解掉一个人心底的悲痛，对于此事唯一有效果的只有时间。在陈洛因为陈胜的临终遗言而发呆的时候，一支角鹰骑士团带着叶红鱼和席勒回到了秦风的领地之中。轰轰2声过后，叶红鱼和席勒被角鹰骑士扔到了永恒之树下。看到返回的两人，
泰兰德心中顿时就升起了不祥的预兆。叶红鱼，你们怎么回来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未等叶红鱼回话，驱速非洲的船头便从一个黑洞之中钻了出来。片刻功夫过后，一个黑影从空中落下。泰兰德，大事不妙了，枫叶帝国亡了，那些谍报人员全都叛变了。卡莎的话音刚一落下，盖伦便从驱速非洲之上跳了下来。落地的一瞬间，盖伦人都不带看的，直接就喊了出来：泰兰德，大事不妙了，枫叶帝国亡了，那些谍报人员全都叛变了。怎么办啊？现在没有了那些谍报人员，我们可找不到他们的辎重中转站了。哎，叶红鱼、席勒，你俩怎么也在这里？难道……哈哈，你俩手下的那些人难道也叛变了？嘿嘿，这下好了，不止我一个人完不成任务了。看到叶红鱼和席勒灰头土脸的样子，盖伦的劲儿一下子就上去了。可还没等他得意太久，卡莎便举起了手中的匕首，用刀柄对着盖伦的大脑袋就是一顿猛砸。卡莎也不说话，下手一下比一下狠，盖伦直接就被打懵逼了。不过此时的他也反应过来，自己刚才说的那些话究竟有多么的离谱，索性也没有反抗，任由卡莎单方面殴打。好了好了，停一停吧。泰兰德长出了一口气，制止了卡莎的暴行。而后他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叶红鱼，单声问道：说说怎么回事吧。叶红鱼点头，往前走了2步。十几分钟之前，银月帝国的皇帝通过枫叶帝国的帝国之星，向全枫叶帝国的所有的城池发布了一条消息，说他们已经杀死了枫叶帝国所有的皇室成员，夺取到了枫叶帝国的帝国之星。而后他开出了价码，承诺愿意保留投降者的官职和爵位，保留他们在枫叶帝国存在之时享受的所有的特权。至于那些个不投降的人，他则是发出了悬赏，一颗人头10万金币。说到这里，叶红鱼顿了顿，眼神之中充满了厌恶的情绪。那条悬赏一发出，整个枫叶帝国的人心顿时就散了。那些个贵族以及既得利者想都没有想，直接就投降了。而且更可恶的是，他们不但投降，还肆意罗织名目，疯狂暗杀和自己不是一派的人，拿着他们的人头准备去银月帝国皇帝那里领赏。如果不是席勒发现的快，及时提醒了我，军队会哗变，我们说不定都回不来。叶红鱼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听完之后，泰兰德又将目光投向了卡莎和盖伦，并在2人之处得到了类似的回答。听完之后，泰兰德便陷入了沉思之中。看着眉头紧蹙的泰兰德，等待了一会儿之后，盖伦有些着急了。泰兰德，我们应该怎么办啊？现在没有了枫叶帝国的支援，你的那些计划根本就推不动了呀。被盖伦这么一带，卡莎也有些着急。哪里有这么简单？现在没有了枫叶帝国作为牵制，另外3大帝国便能够整合所有的力量，齐心协力的对付我们。而且在收编了枫叶帝国那些投降的士兵之后，他们所能汇聚到的军队将会比之前还要恐怖。一席话说完，众人只感觉深州的空气都冷了几分。叶红鱼皱着眉头站了出来。我们的麻烦可能还不止这些。据我所知，5大帝国在早年间便有过一个协议，在攻破帝国首都的之前是不能对帝国的皇帝出手的。如今3大帝国的皇帝不顾自己的安危，强行撕毁这个协议，他们所谋求的绝对不是抢占枫叶帝国的土地这么简单。你是说他们还有更大的阴谋？盖伦瞪大了眼睛，满脸怒容。那不是阴谋，是无法被化解的阳谋。3大帝国这是在逼神山对我们出手，毕竟天意大公是一人。而且如果我的感觉没有出问题的话，神山的人已经动了，传说之中的那位至尊强者说不定也拿回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叶红鱼看向了远处那高耸入云的巍峨神山，在回来之前，他便感知到了一股强大到近乎无法抵抗的压力从神山的方位传了过来。作为神域大陆之上的土著，他下意识的就想起了那位传说之中退下过无数具身躯的绝代强者——光明教皇奥古斯都。至尊强者叶红鱼，你细说一下。泰兰德非常敏锐地抓住了叶红鱼话中的重点，他回想起了此前感知到的那一股强大的波动。那一位名叫奥古斯都，正是光明教廷的教皇。平日里行走人间的时候，他并不是完整的，为了避免磨损，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退下一具身躯，并将之封印在神山之中。此前的那一道波动，估计你们也感受到了吧？我估计那就是奥古斯都本人拿回了自己的力量的征兆。7万多年以来，在史料的记载之中，这种事情只发生过一次，还是在地窟魔物们大规模暴动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神域大陆都陷入了绝对的恐慌之中，没有任何人类帝国能够阻挡得了地窟10位魔尊率领的魔物大军。可就在人类近乎要绝望了的时候，教皇出手了，不到半个时辰的功夫，他就镇压了10位魔尊，还将其中的3位关押到了神山之下的牢狱之中。而那些地窟魔物也被教皇和魔尊们交战的余波震成了粉末。说到这里，叶红鱼喘了一口粗气，随后又道：按照之前的记载，最多3天之后，那位至强者就能够完全适应自己的力量，离开神山了。也就是说，我们最后能够挣扎的时间只有3天。听完叶红鱼的叙述，泰兰德脸色稍微缓和了一点。3天的时间吗？呼！沉思了片刻过后，泰兰德直视着叶红鱼的眼睛，掷地有声道：我准备把全军的指挥权交给你，你能胜任？可以。叶红鱼毫不犹豫便接下了。好，从此刻起，你就是全军的总指挥了，领地的防御事宜全权由你代掌。说完这话之后，泰兰德便走到了叶红鱼面前，伸出手指往叶红鱼眉心点去。月白色的精灵魔法亮起，庞大的讯息瞬间就进入到了叶红鱼脑海之中，里面既有秦风领地的军队的资料，也有泰兰德定好的方略，更有永恒之树的联系方法。哎，你们说泰兰德这是要去哪里啊？走就走吧，他为什么还带走了所有的驱速非洲？盖伦疑惑地看着泰兰德离开的方向，以他的脑子自然搞不明白泰兰德所要做的事情会是什么。听着盖伦的问题，叶红鱼没有回答。在他接收到的命令之中，只要全力保住领地，抵挡住可能到来的3国联军以及神山军队的进攻。
其他的事情，泰兰德就没有跟他讲了。别想了，他既然不愿意告诉我们，自然是有他的道理的。叶红鱼说了一句之后，便走进了密林之中，带着一堆女猎手，开始布置陷阱了。尽管此时的叶红鱼知道，在神山骑士的面前，这些陷阱可能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但是在心中压力的作用之下，他依旧用这种方式寻求着心理安慰。尤迪安站在永恒之树的树荫之下，借助永恒之树的力量，尤迪安让整个秦风领地之中的树木都摇动了起来。他在为泰兰德送行。泰兰德走后7个小时，点点细微的震动从众人站定的脚下传来。这一道震动起初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微弱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众人感知的却是越来越明显。来了，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他妈的都来了。这些人是半点活路都不想留给我们啊！卡莎，你能感知到他们有多少人吗？不能，他们的数量太多了，我无法确定精确的数目。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话音落下，众人的目光直接就汇聚到了卡莎的脸上。盖伦非常的直接，等着眼睛就问：什么事情？他们的人数不会低于2000万，在他们的后面还有着数量更为庞大的异人群体。卡莎面色凝重地看向天边，他的视线被茂密的树林遮挡，但是领地之外，那比海啸时卷起的水花还要密集的敌人，让他的手都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他的手有点痒。埋骨荒原，兄弟们，做过了这片区域，我们就能到达天意大佬的领地了。哈哈，听说天意大佬手底下的那些个暗夜精灵，一个比一个好看，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哦。这特么的还能有假的不成？那么多次的直播你都没有看的吗？嘿，这玩意儿怎么说得清楚啊？都他妈22世纪了，谁他妈还信直播啊？说的好有道理的样子，我竟然无法反驳。你俩别吹水了，想想怎么 K 头吧。这特么的可是第一次神话大事件。是啊，而且这一次没有天意大佬跟我们抢，只要神山的人摧毁了天意大佬的领地，杀死了他，我们还是很有机会拿到排行榜第1的。3人小队一边赶路一边交谈着，像他们这样的玩家小队还有很多，他们从3大帝国枫叶帝国无了的各个区域赶来，其中既有抱团在一起准备刷了天意领地这个大副本的公会玩家，也有着数量极其庞大的散人玩家。哈哈，排行榜第1，兄弟，你他妈没有睡醒是吧？就是吹牛逼都不知道看看自己的等级，就你这种30级的小人物，你还想在排行之中拿第1？你当你自己是天意大佬第2？据我所知啊，天意大佬领地之中最多也就只要120万的士兵，而这一次发动战争的，即便不算我们玩家，也特么的有将近2000万的 NPC。你想在这么多人的手底下抢人，脑子秀逗了吧？此话说完，周围的玩家瞬间就沉默了下去。同那位嘴臭的小伙子说的一样，这是一场极其不对等的战斗。且不说单兵之间的素质如何，就是单单一个人数差距，就已经形成了绝对的碾压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华夏大区之中99.99%的玩家都选择加入到了神山的阵营之中。他们不认为秦风能够在这场战争之中取胜，即便在此之前，秦风已然创造了让无数人想都不敢想的奇迹。异人，你怎么知道的？看着卡莎一脸凝重的表情，盖伦脱口而出就问了一句。卡莎白了盖伦一眼，有些无奈。主人是异人这事儿你是知道的吧？神域大陆会降临异人这事儿你也是知道的吧？我们和那些谍报人员接洽的时候，你也是见识过异人的对吧？然后呢？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好奇宝宝盖伦属实没有想明白其中的逻辑，不依不饶地问着。萨勒芬妮接过了话头，看向了卡莎。那些人的气息很微弱。卡莎点了点头，他们的气息很是微弱，就是像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一点点微弱的萤火，但是他们的数量太过于庞大了，比我之前感知到的那些军队还要多。卡莎说不出来了。诚然，作为一个突破了神阶的刺客，他的感知力非常的强悍，但那些赶来的玩家就像是连绵不绝的海潮，即便是有三国与神山联军这个模糊的参照系存在，他也无法判断出，哪怕是一个连大概也算不得的数字。我们这一次可能会死。卡莎深呼吸了一口气，一字一顿地说着，我们很有可能成为一头头没了力气的大象，被这海潮一般的蚂蚁一口一口地咬死。而且这些蚂蚁还是杀不死的，他们会一次又一次的复活，一次又一次的冲向我们的阵地。萨勒芬妮添了一句，说得很平淡，但是字字句句之中都携带着比万古坚冰还要冷酷万亿倍的现实。死就死吧，我们本就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有啥大不了的，无非就是再重复一遍而已。我坚信，即便我们没能等到主人回归，他也会为我们报仇，把这个世界都染成猩红的颜色。枪！盖伦抽出了扛在背上的大宝剑，慨然走向密林之中展开的一条通道。东面就交给我们，在我被杀死之前，我不会让他们前进一步。卡莎瞄了盖伦一眼，扭过头，朝着相反的方位化作一道黑影，贴着地面便过去了。你们仨一块儿吧，你们都是辅助。尤迪安笑着对萨勒芬妮三人说着，三人不说话，沉默着走向了自己负责的阵地。北方就交给我吧，我应该可以顶得住。三人走后，尤迪安看向了叶红鱼，后者轻轻点头。赤血炎龙领地，泰兰德，你可想清楚了哟，这事儿可不是能开玩笑的。被秦风收服了之后，赤血炎龙博尔洛修斯一直都和泰兰德保持着联系，对于这个女人在秦风心中的地位，赤血炎龙无比的清楚。因此，在泰兰德到达他的领地的那一刻，他什么架子都不敢摆，直接就和泰兰德见面了。但是当他从泰兰德的口中得知了这个女人即将要做的事情过后，他却是直接就愣在到了原地，半晌之后才开口提醒了一声：我既然来找你，就意味着这事儿我已经想好了，你就不要问了，行还是不行？一句话，行，行倒是行，但是没什么好但是的，就这么说定了。哎，你很有可能会死的，你不怕吗？泰兰德淡淡笑了笑，没有回答。此时他的脑海之中一直计算着一件事情，重复着计算着一件事情。秦风领地，陈洛尔的木屋。陈洛尔呆呆地处在原地，动也不动，仍有脸上的泪水滴答滴答地往下掉。
休伯特看着伤心的陈洛，眼神之中写满了担忧。他倒不是担心陈洛因为悲伤哭坏了身子，这种事情一般只会发生在那些烂俗的小说话本之中。他活了这么多年，就没有见过哪个人的身子是因为掉了几滴眼泪的就坏掉了的。真正让他无比担忧的是，围在秦风领地之外的那些士兵，以及隐藏在士兵堆里那3个他无比熟悉的老东西。也不知道天翼大公留下的那些东西挡不挡得住这些人，我得保留实力，一旦情况不妙，还得带着小公主跑。休伯特抬起头，看向了密林之中那棵高大的仿佛世界树一样的参天巨树。每一次他来到秦风领地，他都会被这树的变化所震惊到。永恒之树，希望你真的可以带来用永恒吧，一定要撑住啊！普天之下，除了此地之外，可没有那个地方容得下小公主了。休伯特暗自感慨着。恰在此时，一道道无比刺耳的号角之声从埋骨荒原的位置传了过来。这些号角的声音极其的庞大，原因也简单，三国联军此次派来的士兵实在是太多了，号角的声音不够大的话，全军根本就听不到。动手了，哈哈，我已经准备好 K 头了。我也是，我最近刚刚得到了一个斩杀技能，只要目标的生命值在 2% 之下，我就能进行处死判定，一旦成功就能 K 头。弱鸡，哈哈，我的是 5%， 我比你高。你的能无视魔免吗？啊，垃圾，赶紧撅着屁股滚！号角之声响起，三国联军的士兵从4个方向朝着秦风的领地进发。和之前的那支联军不同，这一次派来的这些士兵等级参差不齐，其中既有超过70级的大佬，也有等级刚好达到30级的菜鸡。高傲的神殿骑士们则是站在一旁翘首以待，毕竟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封锁秦风的领地，不能放出去半个活物。他们自认为没有义务和这些泥腿子一起对着秦风的领地发动进攻，希望这个天翼大公的士兵稍微强大一点吧。要是他们就这样被三国的联军给灭了，我们来这一趟可就太没有意思了。神山骑士之中，一个睡眼惺忪的骑士打着哈欠说着，他叫加罗宁，尊号是上帝之手，是初代神殿骑士团的团长。加罗宁的这副神态，看得一旁的隆德施泰德满脸的担忧。和别的骄傲的眼睛都要捅到了天上的神殿骑士不同，隆德施泰德是在近距离接触过秦风的人。那还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他们高高兴兴地接了圣女的命令，准备去枫叶城杀死那头降临在表世界的地窟领主的分身。而就是在那一次，他的骄傲彻底被打碎了。也是在那一次，他见识到了秦风那堪称变态的战斗力。在回到了神山之后，隆德施泰德也找人搜集过秦风的资料，想从这些资料之中找到秦风强大的原因。看到那份资料之后，隆德施泰德的下巴直接就掉到了地上。原因无他，秦风成长的速度实在是太过于惊人了，短短数十天的成长，便已然拥有了无数神殿骑士终其一生也无法拥有的战斗力。而此时，距离上一次的相见已经过去了快2个月的时间了，秦风能够抵达的层次，已经不再是隆德施泰德可以想象的了。在这种对于未知的敬畏之下，隆德施泰德也敬畏起了秦风的军队。加罗宁长官，我觉得我们可以和他们一起上的。这个天翼大公和其他的异人不一样，他晋升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他的这些士兵在几天前还消灭了一支整整700多万人的军队，这样的敌人，我们可是不能轻视的。隆德施泰德鼓起勇气，朝着这个刚刚苏醒的前辈说道。然而，他恳切的提醒并没有得到这一位前辈的重视，反而被前辈以为他怂了。隆德施泰德，听说你上次在枫叶城连一个地窟领主的分身都没有打过，还是靠着天翼这个异人才完成了任务的，你有点弱啊。听到这话，隆德施泰德的冷汗都快下来了。要知道，和他说话的这位可是他师傅的师傅的师傅，他根本就不敢解释。啊，对对对，哼，弱者的轻视才叫轻视，强者即便是蔑视，都是对敌人最高的尊重。隆德施泰德，我希望你可以明白一点，我从来就没有轻视过天翼的军队，因为我从来就没有看过他们一眼。话音铿锵有力，但是这话只能让隆德施泰德低头，却消解不了隆德施泰德心中的担忧。埋骨荒原与秦风领地接壤地带，大军之中，一老哥和一小老弟勾肩搭背。我给你们说啊，要是天翼大佬的军队后撤了，你们可千万别冲上去，上去就是死。为什么啊？他们都后退了，我们为什么还不能追？你家里没有通网是不？上次马卡巴凯的直播你没有看？怎么回事啊？你讲讲。马卡巴卡这个人我倒是知道，听说他被神域曹贼坑得老惨了。哎，这事儿挺有意思的，你以后可以去查一下，论坛上就有当时的录播。但是现在的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情，那就是千万别追杀，说不定你追过去，你就会把那些远古守护者拿着石头砸。听老哥话准没有错，你是不知道，那些远古守护者他妈的一人10发暗物质能量投射弹，无视 80% 的防御。说话的老哥上下大量了家里没通网的小老弟两眼，摸着自己并不存在的胡子，老气很秋的说道：就这么说吧，你这身板别说被正面击中了，就算是被余波轻轻的擦一下都是受不了的，直接就能让你的爽的飞起。你要是想体验的话，倒是可以用条命去体验一下，那滋味啧。这么说，老哥你被那东西砸过？好心老哥抬头看天，当下非常的忧郁。哎，说多了都是泪啊，别他妈的吹水了，开战了，赶紧来抢经验。这次你们要是升不了3级，下次老子不让你们跟我的团了。法师团长打断了两人的吹水，命令两人严肃起来。恰在此时，一个带着恐怖气劲的石头砸到了他们附近，恐怖的威力直接就将他们身边的三国联军士兵清空了，只差一点点就能送这个小团队归西。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小老弟，就他妈的是这玩意儿，当时我就是被这玩意砸死的。我靠，快跑！又双若卓来了。热心老哥叫嚷着就要往身后跑去，可是连绵不断的人群拥堵的比希尔奇的人流还要紧实，在远古守护者攻击砸出来的空地里跑了几步之后，老哥便无处可去了。法师团长也是一脸懵逼，不是说这些远古守护者是被追杀之后才会出现吗？这怎么刚打起来他们就冒出来了？
不讲武德啊！你特么傻逼啊！这是天一大佬的军队，不是你刷的副本。脑残！就你这智商，还尼玛当团长吗？赶紧滚！别耽误老子跑路啊！我 DNMD！ 口嗨的声音戛然而止，法师团长和口嗨老哥齐齐被远古守护者投掷而出的巨石砸成了粉末。丁公，你死了！你消耗了100积分，你重生在了临时营帐，继续前进，你将获得积分增长，每10秒获得1点积分。丁公，你死了！你消耗了100积分，你重生在了临时营帐，继续前进，你将获得积分增长，每10秒获得1点积分。同样的提示音在不同的玩家脑海之中响起，复活的玩家们面面相觑。要不咱们还是缓一缓吧，这尼玛火力太猛了呀！是啊，我是被魔导大炮给砸死的，就在西边哪儿？尼玛的，将近14000门魔导大炮，就跟不要钱似的，疯狂开炮。天一大佬是真的富啊，这炮打的属实没话说。哎，你们说的是挺有道理的，但是不向前走，我们不但没有积分，连经验也蹭不到，这尼玛不久白来了吗？哼，笑死我了！你们就这样跟着三国联军去当炮灰，你们就能有经验、有积分？照现在这个火力，没等你走到够近的距离，你他妈人直接就没了，还得回这儿和我们干瞪眼。哎，你说的好有道理。临时营帐之中，场面顿时就冷了下来，众人思考着如何不死又能获得积分和经验值。但是无解的问题在前提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之下，就是必然找不出解决方案的。打牌吧，与其在这儿耗着，咱还不如打牌。说得对，等那群士兵用人海战术把天一大佬的士兵打残了，把对面的魔导大炮全部耗瘫痪之后，我们再动手也不迟。我们可以这样，一边打牌一边往前走，走慢了点就行。我靠，聪明啊！我的积分在涨哎，哈哈，排行榜前10我是不敢想了，但是我们可以在结算之后在商店里拿积分换东西吗？嘿嘿，这法子哪个老哥想出来的？真他娘的是个人才啊！二营长，把你的意大利娘们拉出来给这位老哥尝尝。我试过了，鲜美无比，老哥肯定喜欢。不约而同的，4个方位的玩家们都用各种法子和理由消极怠工了起来。作为玩家，他们有个锤子的荣誉感，他们的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积分。如果非要再加上一件事的话，那就是经验值。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不关心。战场之中，看着面前数量骤减的敌人，盖伦的脸上顿时就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叶红鱼，你这真神了啊，居然能猜到这些艺人的想法，牛逼啊你！嘻嘻嘻，我们这边的压力也小了不少。叶红鱼真给力。这些艺人虽然实力微弱，但手段属实有点诡异，有了这法子倒是件好事情。听着脑海之中兄弟姐妹和叶红鱼之间的即时通讯，卡莎下意识就将眼光看向了狗狗碎碎跟在大军背后的那些个玩家们。正如尤迪安所说的那般，这些玩家的实力尽管非常的低微，但是当人数一多之后，拿彩票层出不穷的诡异手段也是不小的麻烦。想到了这里之后，卡莎就准备学着盖伦等人的方式，先把这些玩家给弄死。嗖的一声，卡莎便化作了一道黑影，朝着敌人军阵之中那些个狗狗碎碎玩家冲了过去。在此之前，为了缓解3位辅助的压力，卡莎非常大度的将所有的魔导大炮都给了萨勒芬妮等人，远古守护者则是更多的放在了笨比盖伦那里。不过这并不意味卡莎就没有屠杀玩家的手段。在秦风把主城晋升到了纪元之术过后，他就已经通过纪元之术升级之后，长者祭坛更新的权限，将所有的英雄的等级都抬到了90级，188、189章。而在纪元之术晋升成了永恒之术时，秦风更是对卡莎等6人进行了天启，让他们拥有了完整的自我意识，掌握了自主升级和学习的能力。经过这1个多月的高强度战斗，再加上前世的修行经验，卡莎很轻松的便突破了90级，来到了神阶。不仅在等级上所提升，卡莎还在和尤迪安的对打之中，自己摸索出了一个极其强大的秘术。这个秘术被他命名为鬼影重重。我靠，什么东西从我面前过去了，黑乎乎的。我也感觉到了，你不说我还以为我出幻觉了呢。你们说我们这儿是不是冲得太前面了？我有点担心。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我们要是不冲，人头就轮不到我们了。放心，天塌了，还有三国的那些士兵在前面顶着呢。他们要是真的顶不住了，还有神山的那些人呢。说的也是啊。玩家们议论着的时候，一道道黑影直接就出现在了他们的身后。这些黑影都是卡莎动用技能鬼影重重制造出来的幻象。以卡莎如今的实力，她能在够对方圆1万米空间内的所有的敌人同时造成影响。不过随着范围之中的人数的上涨，这个技能的杀伤力也会随之而削减。黑影出现之后，便把手中的匕首对上了自己目标的脖子，哗啦一声轻响，一道道血线爆出，实力孱弱的直接就没了。而那些皮糙肉厚一点的，没有被这道攻击彻底割破喉咙的，卡莎也没有放过他们。刷刷刷刷的声音响起，卡莎身如鬼魅，瞬息之间便和战场之中的一些个分身依照次序交换了位置，将那些幻象没有能力弄死的敌人一一杀死。叮咚，你死了，你消耗了100点积分，你在临时营帐之中复活了。叮咚，你死了，你消耗了100点积分，你在临时营帐之中复活了。叮咚，你死了，你消耗了100点积分，你在临时营帐之中复活了。100分号，一道道提示音在死亡的玩家们耳边响起。重生回到临时营帐的玩家，你看我，我看你，有点搞不清楚状况。哎，我怎么就死了呢？我特么隔得那么远，咋就不明不白的死了呢？我当时感觉身后有一只大黑耗子，然后还没有等我回头，我特么的脖子就断开了。这特么的是恐怖游戏吗？你们就知足了吧。我特么的被那大黑耗子弄了2次，第一次的时候被我身上的项链的护盾挡住了，第2次才给我弄死的，2次折磨，我特么痛苦加倍啊！怂了吧？要不等会儿我们再上？要上你上，反正这段时间我指定是不行了。玩家们鸡一嘴鸭一嘴，打起了退堂鼓。不多时，卡莎这边的玩家便从善如流的拿着从公屏之上学来的摸鱼方法，
一边打牌一边慢吞吞的往前挪，卡系统的 bug 吃积分。没有了玩家悍不畏死的偷袭之后，正面战场之上的压力直接就少了许多。久攻不下，有舍不下血本全力进攻，三国联军只好战略性的往后退去。这样的来回战争一共拖了整整3天，拖得三国联军的之中那些当军官的人都不好了。3天后，三国联军指挥帐篷，这群神殿骑士也太不是东西了吧！咱们的士兵在前面拼死拼活的战斗，3天下来死了差不多200万人了，这群神殿骑士就尼玛就一边看着，属实有点恶心人了。要不是打不过他们，我都想直接把他们的天灵盖给接了。哈萨维将军，你有主意吗？我们之中就您的资历最老，打的仗最多了，你给出个主意吧，我们都听你的。哈萨维将军的全名叫哈萨维·阿克蒙德，和之前出场的罗威尔是叔侄，在3大帝国的军队之中名声很高。神山的人做事儿太过于傲慢了，想通过寻常的办法让他们下场和我们一起攻打天翼，基本上没有可能。听到这话，在场的一众将军顿时就唉声叹气了起来。哈萨维将军，天翼这支军队的战斗力你也看到了，他们的数量虽然少，只有100多万，但是就他们的单兵素质，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我们士兵的成百上千倍啊！是啊，而且罗威尔将军还把我们几乎所有的魔导大炮全部给消耗掉了，被秦风士兵缴获了，新一批的魔导大炮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制造出来呢。就现在这情况，我们的士兵刚一冲上去，就被轰得连老娘都不认识了。听到自己侄儿的名字，哈萨维的眼皮不自觉的就挑了挑，显然他也有些挂不住。不过哈萨维却没有立刻发作，环顾了四周，此时的哈萨维知道3大帝国的统治者都不想在这场战争之中损失太多的力量。此时古老的平衡已经被打破了，摧毁了天翼之后，大陆之上的3个胜利者将再次开启战争，直到出现最后的胜利者。上行下效，这样的思考不仅皇帝有，低下的将军们也有同样的思考，他们竭尽所能地保留着自己手中的兵权，等待着乱世的到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指望着这群人能够出全力，纯粹就是奢望。不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早在大军还未出动的时候，哈萨维就料想到了傲慢的神殿骑士不会主动参战，并想到了一个逼迫对方参战的法子。此时三国联军的将军们都对神殿骑士的做法非常的不满，正是将这个方案提出来的时机。诸位，就像我说的那般，神山的那些骑士是不可能主动出手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办法让他们出手。我记得凛冬帝国的施救部队就在我们军中，只要我们派出这批施救骑士，再引导敌人的攻击，让敌人将这些施救骑士当成攻击目标，通过调整施救骑士飞行的高度，我们就可以将远古守护者的投射弹丢到神山骑士的阵营中去。哈萨维的这一席话说完，全场顿时就陷入了绝对的寂静之中。静了好几秒钟之后，指挥帐篷之中爆发出了雷鸣一般的掌声。哈萨维将军，还是您的手段高明啊！哈哈，果然啊，还是老的辣。好，好，好，这招妙啊！如果真能行，我就不信神山那群鼻子都快翘到了天上的骑士能忍得了这口气。众人赞叹着哈萨维这一手操作，很快他们便达成了绝对的一致性，根本就没有人鸟神山的骑士，直接就按照计划对着秦风的领地发起了攻击。和之前的那几次攻击一样，这群人依旧先派出了地面部队层层推进，而后又拉出了法师，疯狂地释放着法术，开始洗地。但是在秦风领地之中，那数十万口月亮井恐怖到了极点的奶量面前，这种程度的攻击很难造成大规模的减员。又来了，这群人是真的不怕死啊！盖伦提着抽出了大宝剑，学着叶红鱼和泰兰德样子布置起了任务。当然他的战术相当的粗糙，等会儿我带着巨熊战士冲上去，你们就别来了，在后面放风就行。没事干的话，你们也可以轰2炮，魔导大炮我都给你们借来了，你们随便玩，放心，轰不死我们。说完了之后，盖伦便带着变成了熊的巨熊战士冲了。但是打着打着，盖伦就发现了不同。这一次敌人不仅派出了地面部队，远处的空中居然也出现了一大片的黑影。盖伦定睛一看，发现这黑影正是之前见过的施救。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看到这些施救的那一刻，盖伦直接就想起了那些死去的脚鹰骑士。他立刻沟通了防线后边的远古守护者，开火砸死那些施救。话音落下，一颗颗带着毁灭性的暗物质能量的投射弹便被远古守护者砸了出去。看到远古守护者们的攻击，三国联军的指挥官们直接就笑开了花。哈哈，这些人果然中计了，果然按照哈萨维将军说的那样攻击我们了。既然如此，那就不能怪我们不讲武德了。命令施救骑士朝着既定位置上升。指挥大厅之中，一道道命令发出，而后战场之上的那些个施救们便有了反应，他们朝着高处就飞了上去。看到这一幕，盖伦怒火中烧，来了还想跑，这未免太不把我放眼里了吧。此刻这一幕也落在了领地之中的叶红鱼的眼中，作为全军的总指挥，叶红鱼一直都注视着战场之上的变化，施救骑士的出现自然也没有逃过他的眼睛。看到这群施救上升之后，叶红鱼非常敏锐的就察觉到了三国联军的那些个指挥官想的是什么，但是他却没有联系盖伦，没有阻止盖伦的行动。他想要将计就计，把神山的那群骑士提前拉到战场之中。早在泰兰德离开之前，他们便为这些神山的骑士准备好了礼物，此前这些骑士一直没有动手，这些礼物自然也就送不出去。正面战场之上，耿直的盖伦并没有想那么多，他直接就命令阵地之后的远古守护者继续开火，不把这些施救骑士全部杀光，绝对不会罢休。一颗颗能量凝聚而成的石头被远古守护者扔出，将空中的一头头施救砸成了烂泥。但是来的施救实在是太多了，很难在短时间之中清理干净。于是乎，远古守护者们攻击的角度便越来越高，直到最后直接就被拉成了45角。呼呼呼，一颗颗石头呼啸着飞向施救堆，
恰在此时，天空之中那些狮鹫竟然在同一时间向四方散开了。远古守护者的攻击落空了，但是没有完全的落空。这些石头从狮鹫们让开的空洞之中飞了出去，朝着神山骑士们所在的方向便砸了过去。轰轰轰轰！正在观战的神山骑士们直接就受到了无妄之灾。这些低贱的叛贼居然敢向我们发起进攻，我们不攻击他们就已经很给他们面子了，他们居然胆敢向我们出手，这简直就是不把我们神山骑士放在眼中。加罗宁长官，我忍不下这口恶气，请允许我出战吧。听到手下的请战要求，一脸愤怒的加罗宁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下来。去吧，用你手中的长枪告诉天意领地里的这些古代余孽，神山的威严是不容任何人侵犯的。遵命！一阵号角之声响起，在一旁观战了整整3天的神山骑士们终于动手了。他们的军阵之中分出了一小股的骑士，人数大概有5万多人。和三国联军那动辄上百万的士兵相比，这5万人显得极其的稀少。但是在单兵素质之上，这些神山的骑士不仅超过了三国联军，更是超过了秦风召唤出来的那些女猎手，达到了巨熊战士的等级。哈哈，萨维将军果然神机妙算啊！这些神山骑士果然忍不住这种冒犯，只是他们派出去的人手是不是太少啊？神山的骑士虽然强大，但是天意领地之中的那些巨熊战士也不是吃素的。以我之见，那些巨熊可不比这些骑士弱小啊。你说的没有错，神山这一次的出击却是傲慢的有些过头了。哈萨维点着头，认同着前者的观点。他们以为在等级相当的情况之下，他们还能够像以前那样占据绝对的优势，但是就我们这么久和敌人的交战来看，神山的这些骑士这一次讨不到好处。说到这里，哈萨维的语气陡然就冷了下去。不过呢，这也是一件好事情，他们越是自大，损失就会越严重，损失越严重，他们找回面子的冲动就会越强大，到了最后，他们说不定会全军出动。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压力不仅会小很多，还能坐收渔翁之利。哈萨维话音落下的时候，神山的骑士已经突破了三国联军的前线，和盖伦带领的巨熊战士撞在了一起。这一次来的这些人怎么突然皮厚了许多，一刀居然砍不死。盖伦一脚踩住一个神山的骑士，握住大宝剑，对准敌人的喉咙就捅了下去。妈的，累死我了！一个小兵都特么的要砍2刀，烦死了！嘘！盖伦手中大宝剑一扭，便将脚下的神山骑士的脑袋给削了下来。而后，盖伦便察觉到了一股子不善的目光定在了他的身上。转过脑袋一看，目光的来处站着一个极其骚包的、穿着银色盔甲的骑士，一身盔甲在日光的照射之下闪闪发光，就好像在说我的地位很高，快来砍我！看到这里，盖伦自然忍不了心中的激动，提着大宝剑就冲了上去，准备给这个骚包的骑士来一次正宗的大宝剑。来者何人？我从来不斩无名之辈。这么古典的吗？我是附身而来的，还是你是附身而来的？听到骚包骑士的问话，盖伦的脑海之中顿时就出现了夺命3连问。但是这股子疑问并没有阻拦住盖伦的动作，更没有让他脚下的步伐停滞半分。这场仗打了已经有3天了，盖伦现在的脑海之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把挡在面前的所有的敌人都送进黑渊之中。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想做，自然也不会回答对方的问话。1步2步，终于近了。抵达了自己的攻击距离之后，盖伦二话不说，直接就提起了大宝剑，迎头就劈了下去，很有秦风本人的风范。果然是蛮子，一点招呼都不打就开干，太不讲武德了吧！骚包骑士心中如此想着，手上也有了动作，他单手举起手中的长枪，企图架住盖伦的攻击。看到这一幕，盖伦顿时就笑了，这人怕不是脑子有问题吧？我特么的2只手举着剑，你1只手挺着一杆长枪，就想给老子接下来，这未免也太看不起我了吧！想到这里的时候，盖伦顿时就加重了几分力道，将自己晋升到神阶之后的力量全部都催发了出来。枪！金铁交加的声音响起，盖伦势大力沉的一记竖劈，直接就将这个神殿骑士的武器给震脱了手。你是神阶的？一道疑问声响起，盖伦抬起眼角一瞄，你才知道。下一刻，盖伦手中的大宝剑闪烁出了一道黄澄澄的亮光。审判！一道剑光落下，直接就砸在了这个骚包的一批的骑士的脑袋上，一点留手都没有。而后，在这道攻击落下的下一刻，空气之中直接就凝聚出了一把大到让人心寒的大宝剑。这大宝剑出现的那一刻，骚包的神殿骑士直接就发现自己无法动弹了，一抹无法驱散的恐惧在他的眼底滋生，逐渐占据了他的瞳孔。他后悔了，他悔恨自己没有神阶的实力，非要出来装逼，这下不但装不成了，而且小命估计都要丢在这里了。加罗宁统帅，救我！骚包骑士用尽全力，终于吼出了声。但是在他出声的那一刻，那把夺命的大宝剑就已经落到了他的脸上，让他达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成就，第一个用脸接大宝剑的人。轰！宝剑落下，巨大的能量向周围扩散，将骚包骑士身周100米的空间之内所有的骑士以及三国联军的士兵都炸成了粉末。咦，居然还没有被炸碎，皮有点厚啊！盖伦疑惑地看了骚包骑士一眼，被大宝剑捅了，又被爆炸性的能量近距离轰炸，这个神殿骑士居然还如此的坚挺。啪嗒一脚，盖伦故技重施，直接就这个骚包到了极点的，号称手下不斩无名之辈的骑士踩在了脚下。不仅如此，盖伦还无比杀人诛心的用自己的脚掌亲切地问候这个骑士的脸，一边践踏着骑士的尊严，盖伦一边举起了手中的宝剑，怒吼了一声，为自己施加了勇气 buff 之后，便将手中的宝剑捅到了骑士的喉咙之中。这一幕直接让远处的加罗宁眼睛都红了，脸上也火辣辣的疼。此前在骚包骑士出战之时，加罗宁非常自信地认为，只要自己的手下出马了，敌人就会很快被消灭。然而还没等他泰然坐落多久，一道刺耳的救命就穿过了整个战场，冲到了他和一众骑士的耳朵里。
围在他们身边的那些个一直在偷懒的玩家们也听到了这一声救命，纷纷用看傻逼的眼神望着伽罗宁，眼神之中充满了嘲讽的意味。其中那些个胆子大的，甚至直接就议论了起来。哎，我以为神殿的这些骑士有多么的强大呢，出场的时候那么的装逼，结果才接触上多久啊，就被人打得喊救命了，真他妈的丢人。是啊，看来还是天一大佬的士兵牛逼啊！我现在都开始怀疑，这一场战争我们还能不能赢了？我觉着吧，赢肯定是能赢的，毕竟咱们人多嘛。即便神山的彩比再怎么的多，我们也能靠着绝对的人数优势拿下胜利。只是这时间嘛，就有点难猜了哦。这些议论之声本身是没有任何的重量的，但是当他们落到了伽罗宁的耳朵里之时，却像是魔导大炮轰出来的炮弹一般，不光震耳欲聋，而且还抽得人脸红。然而，这还不是最为打脸的，真正让伽罗宁彻底失去理智的是那个骚包骑士喊出救命之后，他从阵地之中弹射而出，准备救人之时，他要拯救的那个目标居然死了，硬生生的死在了他的面前，脑袋还被那个杀人者切了下来，像是踢皮球一般，一脚踹得老远。你是在找死！伽罗宁大吼一声，一连几个闪身，直接就冲杀到了盖伦的面前。感受着陡然出现在自己身边的强者，盖伦眼神直接就变得无比锐利了起来。这是3天以来第一个让盖伦感受到了死亡威胁的强者。叮咚，盖伦开启了坚毅，生命值恢复速度提升500%，防御提升500%，移动速度提升200%，获得反伤效果，反伤数值为30%。伤害计算之前，在盖伦开技能的那一刻，战场之中的巨熊战士们也发现了盖伦那边的变化，他们也不犹豫，直接就开了技能给盖伦加状态。叮咚，巨熊德鲁伊发动了技能鼓舞，盖伦获得鼓舞 buff 叠加，总计提升798%移动速度、攻击速度，426%攻击力提升。此 buff 数量越多，效果越小，具有边际效应。叮咚，巨熊德鲁伊发动了技能自然的治愈，盖伦获得治愈效果叠加，当前恢复速度10000W秒。两个状态一上来，盖伦的眼中瞬间便爆发出了无与伦比的斗志。征服！一道黄光从盖伦的身上亮起，盖伦直接就开启了他最强的硬碰硬技能。叮咚，盖伦使用了技能征服，从此刻起，每次攻击均可叠加一枚征服印记，每枚印记提升2%的全属性，印记叠加无上限。察觉着盖伦的变化，伽罗宁嗤笑一声。和此前的那个骚包骑士不同，作为神山骑士的初代团长，伽罗宁的战力能在神山这种强者辈出的地方都排在前20。盖伦经过了天启之后，虽然拥有了学习和升级的能力，但是他此刻也只有神阶一段的实力。两人之间的差距就像是天堑一般不可逾越，根本不是几个技能可以抹平的。毕竟盖伦不是秦风，他可不具有秦风那堪称 bug 的天赋，已经强大到我没有边际，完全超模的 SSSS 级职业猩红主宰。呵呵，你以为你是我的对手？荒谬！伽罗宁冷声呵斥，而后便提起了手中长枪，轻飘飘地点向了盖伦。这轻飘飘的一记攻击声势并不如何害人，但是却让盖伦紧张地绷紧了全身的肌肉。此时的他已经被这一记攻击锁定了，除了硬接下，根本就没有别的选择。然而一旦硬接下，等待盖伦的就只有殒命一个结局。不过盖伦没有害怕，在到这个阵线之前，他就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在过去3天的战争之中，盖伦击杀了数以10万计的三国士兵，他每时每刻都在战斗，都在践行自己的宣言：死就死吧，反正都杀了那么多人了，死了也有垫背的，老子不亏。好！盖伦狂吼一声，汇聚了全身的力量，迎着面前的长枪就冲了过去。恰在盖伦要和那长枪撞在一起的时候，一道道恐怖的能量竟然在盖伦的身后汇聚了起来。那是秦风留下的风暴巨炮。不，在被永恒之树缠绕了之后，这些巨炮应该叫做永恒暗物质能量巨炮。此时这些巨炮已经完成了能量的积蓄，被永恒之树用树根缠绕着，从地底下拉了出来。别和他硬拼，我拿大炮招呼他。叶红鱼的声音在盖伦的脑海之中响起，与此同时，拿到一直锁定的盖伦的气息也松了下来。显然伽罗宁也察觉到了风暴巨炮是比盖伦还要强大的威胁。好嘞，就交给你了。盖伦从善如流，他虽然鲁莽且耿直，但并非什么上头了就非死不可的蠢货，既然有活命的机会，他自然不会傻乎乎的求死。嗖的一下，盖伦直接凌空转变了攻击的对象，朝着一侧剩下的那些个神山骑士就冲了过去。为了避免风暴巨炮的余波轰到自己的身上，盖伦还非常机灵的顶着一个神山骑士，深深的冲进了三国联军的阵营深处。看着那一个个黑洞洞的炮管子，伽罗宁的脑海之中一片空白。作为从混乱纪元活到了现在的老东西，这家伙可是见识过风暴巨炮的威力的。以他现在的实力，一个风暴巨炮还是能抗住的，但是现在对准锁定了他的可不是一个啊，那特么的是整整300多个。而且这些风暴巨炮比伽罗宁记忆之中的那些风暴巨炮还要强大，其上缭绕着的那些暗物质能量，即使是伽罗宁也不敢忽视。天意那贼子怎么会拥有这种程度的战争武器，还特么的有300多门？我记得风暴之神当年也没有制造出这么多的风暴巨炮啊。今日之前，我为什么没有听说过他们有这样的武器？这是专门留给我的。一时间，无数个念头便从伽罗宁的脑海之中升了起来。然而，没有等他想通其中的关键，那300门巨炮便同时咆哮了起来。轰轰轰轰轰！一道道的黑光从巨大的炮管子里喷了出来。伽罗宁下意识的就想躲，但是还未等他有所动作，这些巨炮打出的黑光便冲到了他的脸上。轰轰轰！45000W，伤害为3000万 x202，一共有202000个暗物质能量反应堆，每202个反应堆支持一个风暴巨炮，暗物质能量无视80%的防御。片刻功夫过后，炮击完成了。伽罗宁所站立的位置直接就开出了一个直径达到3万米的巨坑，而神殿的初代骑士团团长则是直接被轰成了渣子，连领域都没能拯救他。看到这一幕，盖伦顿时就懵逼了。
我靠，主人搞出来的这个巨炮这么的恐怖吗？这特么的才300门巨炮齐射，要是1000门巨炮齐射，岂不是要毁天灭地？不仅是盖伦、三国联军、神山骑士，以及在一旁看戏的玩家们也是无比的懵逼。三国联军指挥帐篷之中，看着远处的那个大坑，哈萨维嘴巴长得老大，半晌之后他才说出第一句话：“那好像是风暴帝国的镇国武器风暴巨炮吧？但是在我的记忆之中，那东西好像没有这么强大才是。凭他们怎么可能杀得死加罗宁？那可是神阶5段的存在，在神山的高手之中可是排在近前20的存在啊！”是啊，我曾见识过风暴巨炮的威力，远远没有现在这么离谱啊！哈萨维将军，我好像看出了一点门道。声音响起，众人的目光顿时就汇聚在了一个银月帝国的将军身上。我曾读过一本古书，里面记载了一种名为暗物质能量的东西。刚才那道黑光亮起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玩意儿。暗物质能量。银月帝国的将军话音刚一落下，指挥帐篷之中便响起了一连串的惊叹之声。那玩意儿不是那个制造出了浮空堡垒的文明独有的技术吗？天意怎么可能拥有？听到这话，哈萨维咬了咬嘴唇，拽下了一片因为干枯而翘起的死皮。天意是异人，还是能排在前3的那种，任何古怪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都不稀奇。在众人说话的时候，永恒之树蜷起了根须，重新将风暴巨炮拖回了地下。巨炮消失之后，帐篷之中的那些个指挥官顿时就缓了一口气。从现在的情况来推断，那些个巨炮可能需要较长的能量积蓄时间，不过这也不叫正常，毕竟像这样强度的攻击，若是能够持续不断的发出，这场仗我们也不用打了。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一下战局，这一次我们需要把这些巨炮也计算在其中。哈萨维将军，这巨炮只出动了1次啊，我们可不好计算它的发射间隔。哈萨维冷冷一笑，放心，神山的人还有很多，他们会帮我试出来的，我们耐心看着就行。在哈萨维等人想着借神山骑士搞事情的时候，玩家们也被这巨炮吓得不轻。我靠，刚才那东西是什么玩意儿啊？居然如此的恐怖！我刚才查了下资料，就刚刚冲上去用脸接炮轰的那个沙比，可是神阶5段的啊，这样的存在都能被秒，这些巨炮怕是太过于恐怖了吧？还好我们这次缩得够远，不然我们就跟那沙比一样，成了这巨炮之下的炮灰了。天意大佬果然还是天意大佬啊！我现在已经对我们的胜利完全没有了信心了。我也是，我感觉我们这一次要特么完犊子了。别慌啊，你们看，那些巨炮收回去了，并没有继续开火，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没法像魔导大炮那样持续攻击？老哥，还是你谢啊？要不你上去试试，看看能不能把那些巨炮骗出来。得了吧，就这种睿智，有啥资格被炮轰？我看他连那些个巨熊战士都打不过。我靠，你们快看，神山那群骑士冲了，他们全军出动了。在玩家们议论的时候，神山骑士气得不行。如果说之前的那个骚包骑士的死狠狠地打了加罗宁的脸的话，此刻加罗宁毫无反抗的就被巨炮轰死了，则是狠狠地闪了神山所有骑士的脸。虽然加罗宁不是神山之中最为强大的骑士，但他毕竟是神山第1代骑士团团长，所有的神山骑士都是他的后辈。如今自家师傅的师傅的师傅被巨炮轰死了，这些神山骑士还怎么可能不上头？光荣的神殿骑士们，为老团长报仇！冲！杀光他们！杀！带着滔天的怨气，神山骑士们朝着秦风领地的阵线就冲了过来。他们一路上横冲直撞，根本不管面前是不是有人。不少三国联军的士兵都死在了他们坐骑的马蹄之下。而在大部队的正前方，还有着将近170个神阶之上的骑士。这些骑士虽然有很大部分都是神阶1、2段的存在，但是架不住他们数量大啊。看到这一幕，叶红鱼直接就对早就埋伏好了奇美拉和山岭巨人下达了命令：出动，目标神殿骑士。秦风在去参加试炼之前，直接将奇美拉和山岭巨人拉满了，一共生产了49头奇美拉和99头山岭巨人。此前，叶红鱼一直没有动用这2支军队，就是在等着神殿骑士们。如今神殿骑士既然出手了，叶红鱼自然也就不藏了。吼！一阵巨大的吼声从9天之上传来，战场之上的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抬起了头，看向了空中。我靠，那些是什么东西？速度怎么这么快？我尼玛，他们怎么这么大？一个个都快比得上航母了。这是奇美拉，天意大佬居然弄出了奇美拉，他的领地已经升级到了3本了。奇美拉都出来了，那山岭巨人还会远吗？完犊子了呀！奇美拉和山岭巨人可是神阶的存在，这一下神山的神阶优势可就是荡然无存了呀！我好后悔啊，我咋就选了神山阵营呢？我也哭了，人家都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我就想着天意大佬已经创造了这么多的奇迹了，这次不可能还有奇迹吧？结果还没等我开心多久，就尼玛看到了这玩意儿！哈哈，一群目光短浅的鼠辈，天意大佬的牛逼之处可是2等弱鸡可以想象的。我看啊，即便天意大佬不出手，就凭他手下这些士兵就能带我们飞了。排行榜，我来了，快给我积分！我靠，别吹水了，你们感觉到地动了没有？我去，我掉坑里了！轰轰轰轰！在奇美拉赶赴战场的时候，大地剧烈震动了起来，一个个巨大的空洞出现，而后从这些个空洞之中钻出了整整99个高大如山的巨兽。吼吼吼吼！巨大的吼声在战场之中响起，山岭巨人刚一出现，他们便发动了最强技能，召唤来了山崩。与此同时，到场的奇美拉也召唤出了雷暴，对着地面之上的神阶之下的单位就开始轰。正所谓有心算无心，隐藏了这么久，陡然出现的山岭巨人和奇美拉直接就将神山骑士和三国联军给打懵逼了。在他们的联手攻击之下，大片大片的神山骑士和三国士兵死去，整个战场瞬间就被清空了，只留下了神阶之上的神山骑士。萨勒芬妮、莉莉亚、尤迪安前辈，赶快过来支援！你们的阵地我会帮你们守住，请立刻过来支援！叶红鱼动用精灵魔法，招来了所有的英雄，让他们过来参加巅峰赛。
英雄们从善如流，直接就从战场之中脱身而出，朝着这边赶了过来。在尤迪安等人朝着巅峰赛所在地而去的时候，一直在一旁观战的三国守护神灵也动了，情况不妙，这天翼的士兵实在是太强了，我们要是不出手的话，神山的这些骑士估计会有大损失。是啊，这些神山骑士虽然现在没有反应过来，但是等他们清醒了之后，一定会发现他们中了我们的套子，没有我们的勾引，那些远古守护者也不会将他们当成目标的。动手吧，一旦教皇来了，知道了这些事情，我们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一阵交谈之后，三大帝国的守护神灵也加入到了巅峰赛之上。此时在神阶强者的数量之上，双方的差距并不大，但是在神阶强者的质量之上，两边却是天壤之别。要知道，神山骑士之中可是有超过20位神阶5段之上的存在的，而秦风这边阶位最高的就只有个刚刚晋升到神阶3段的尤迪安。很快，神山的神阶骑士就从奇美拉和山岭巨人的联合攻击之下清醒了过来，他们配合着加入战场的三大帝国守护神灵，直接就将尤迪安等人以及山岭巨人奇美拉压制了下去。看到这一幕，点点汗水从叶红鱼的额头上渗出，这就是神山的实力吗？如今还加上了三大帝国的守护者，没办法了，只有把留给那位教皇的底牌都交出来了，希望能够挡得住他们吧。想到这里，叶红鱼直接就动用了泰兰德给他的权限，向秦风领地之中的所有树人，包括站起之后相当于神阶9段战士的永恒之术发布了命令。切换形态，叶红鱼将精灵魔法催发到了极致，尽量保证自己的命令能够穿透战场之中溢散而出的能量，传递到树人们的耳中。下一刻，一道道拔地而起的声音在秦风的领地之中响起，战场之中的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股股极其危险的气息。紧接着，一个个巨大的身影便从平平无奇的密林之中站了起来。我靠，你们快看，那些都是什么东西啊？我看到了，好像是树人，天翼大佬居然还留了这么一手。我刚才查看了一下这些树人的资料，他妈的，居然全是建筑物，还是特么的拥有着相当于150级战斗力的战士，一头两头，我靠，居然165头之多，神山骑士这一次完犊子了啊！在玩家们的惊诧声之中，一头头树人加入到了战场之中。有了这些树人的加入，尤迪安等人的压力骤然减弱。轰轰轰！霎时间，神阶的技能起飞，恐怖至极的能量阵的大地龟裂。看着战局再度陷入了僵持阶段，神殿骑士之中的那7个神阶9段的骑士瞬间就怒了。好，很好，既然你们如此反抗我们，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结阵！话音落地，和秦风手下的树人以及士兵僵持着的神殿骑士顿时就往后方退了过去。一道道纯白色的光柱子落下，深深地砸到了地下。嗡！一圈又一圈的魔法阵瞬间完成了刻印，形成了一个繁复到了极点的巨大圆圈。这圆圈出现的那一刻，所有的神殿骑士的身上都出现了白色的光柱。看到这一幕，三大帝国的守护神灵脸色骤变。巨灵法阵，这是神山的巨灵法阵，快跑！神山巨灵法阵能够把神殿骑士的魔力凝聚在主阵的7人的身上，这其中虽然有大量损耗，但是也足以将那7个人从神阶9段硬生生抬到至尊阶位。三国神灵存在的时间太长了，他们可是见识过这阵法的威力的。在三大神灵后退的时候，叶红鱼也察觉到了异常。虽然以他的背景和实力并不了解这巨灵法阵的威力，但是从场中疯狂汇聚的能量之上，叶红鱼也察觉到了巨大的危险。永恒之术，拦住他们！尤迪安前辈，带着人回来。话音落地，尤迪安带着树人、奇美拉以及山岭巨人朝着阵线之后退去。领地之中，月亮井闪烁着亮光，治疗着他们身上的伤。与此同时，站起的永恒之术也有了动作，他将所有的永恒大炮都从地下抽了出来，1000个漆黑的炮管子之上有黑光汇聚。我靠，又是那玩意儿！刚才谁说的这东西继续能量需要很长时间呢？这尼玛才过了多久啊？居然又可以开炮了！能开炮了又能怎样？你们注意看神山骑士召唤出来的那个魔法阵，我虽然看不明白这法阵的真正作用，但是主阵的那7个人气息的变化我还是能看出来的。也是，我也觉得那7个人比之前要恐怖的多了，说不定他们可以挡下这些巨炮的轰击呢。100分号！在玩家们议论的时候，巨灵法阵已然完成了能量传导，将主阵的7个骑士短暂晋升到了神阶。另一边，风暴大炮也完成了能量的积蓄，炮口之中的黑光愈发浓郁。还想用这招？痴心妄想！7个至尊阶的骑士齐齐闪身挡在了巨灵法阵之前，张开了短暂获得的至尊阶领域。轰轰轰！与此同时，1000门永恒巨炮也吼叫了起来，一道道乌黑到了极致的黑光从炮口之中喷出，径直砸向了那7个神殿骑士。下一刻，两者直接就撞在了一起。霎时间，整个天地都寂静无声了，时间仿佛都停止了流动。爆炸的恐怖威力直接气化了方圆万米的所有物体，就连地上的泥土和地底的岩石也没有幸免于难。而爆炸的中心，巨灵法阵所在的位置，空间都被轰碎了。我靠，神殿骑士不会团灭了吧？我估计是。我靠，你们快看！爆炸中心，黑光散去，空间弥合在一起，巨灵法阵的白光重见天日。7位神殿骑士面色狰狞，比日光还要明亮万倍的白色光芒在他们头顶之上汇聚成了一把巨大的光剑。到我们了！巨大的声音在众人的耳畔响起，仿佛要将苍穹都给镇压了。哗啦，光剑划破空间，带着恐怖至极的气劲砍向了永恒之术。可就在此时，一道血红色的身影却是闪烁到了这光剑的面前。只见他将手中托着的长刀斜斜斩出，撞向了那光剑。天地一刀斩！当那1000道黑光散去，当巨灵法阵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神山这一方面将迎来最终的胜利。而后，
当那把巨大到让人生出巨物恐惧症的光剑凝聚在7位至尊阶位骑士的手中之时，神山一方的玩家更是坚定了信心。我靠，这光剑也太过于恐怖了吧！我特么的腿都软了。这光剑给我的感觉比之前的那1000门大炮齐射的时候还要恐怖得多。你这不是在废话吗？单单只是7位至尊联合防御就能保证巨灵法阵不受损伤，此刻他们更是拼尽了全力，释放出了这道光剑，其威力又怎么可能弱于此前的黑光？哈哈，那些大炮出现的时候，我还以为我们这次完蛋了，但是终究是天命在我啊！我看啊，这一剑过后，天意小贼的领地就算没了吧？估计什么都剩不下了，鸡犬不留。就是可怜的那些漂亮的小姐姐，虽然不是人，但是演好啊。和神山一方的玩家一样，秦风的那些个手下同样感知到了这光剑的恐怖之处。不过，在这绝对的死亡威胁之下，他们并没有丧失掉拼死一战的勇气。在那光剑汇聚的时候，他们拼尽了全力，尽可能的扫除他身边的敌人。然而，他们的实力是有限的，根本不足以在短时间内杀灭眼前所有的敌人。当那道光剑落下的时候，众人的心中均是升起了一种名为不甘的情绪。我恨啊！我要是再强大一点，主人，卡莎不能再替您征战了。我今日虽死，也不后退半步。杀！盖伦紧握着手中的大宝剑，径直撞向了主持巨灵阵法，凝聚出那把恐怖光剑的7位至尊。在盖伦的身上跟着其余英雄以及行动缓慢的树人。就在他们要撞上那巨灵法阵的时候，一道冰冷的不带半点感情的声音在他们的耳畔响起了。退后！这声音很轻，但是落在盖伦等人的耳中，却像是9天之上降落的雷霆一般坚定而厚重。根本不用抬头去看，众人便知道这声音的主人是谁。不带半点犹豫的，他们直接就往后方退去了。在盖伦等人退后的时候，秦风直接动用斩龙闪，出现在了那光剑的正前方，挡在了永恒之树的前边。从拥有领地的那一刻起，秦风就开始消耗资源，提升永恒之树的等级。为了把永恒之树晋升到3本状态，秦风摧毁了007号地库通道近乎全部的魔物，还掏空了整个风暴帝国，花费了如此巨大的代价，好不容易才弄出来永恒之树，秦风又如何愿意他就这样被人轻易毁掉？但是此刻拿到凝聚了7位至尊阶位神灵神力的光剑已经落下了，通常的手段根本挡不住这光剑。即便是拥有着绝对抗性，能豁免99%的伤害的秦风，自己冲上去也会被这道光剑给斩死。而斩死秦风之后，扩散出去的余波也足以毁灭领地了。在此情况之下，秦风只好动用斩龙之刃的大招天地一刀斩。天地一刀斩，效果释放出刀灵，锁定感知范围内一切目标，无视等级，无视防御，无视状态抗性，无视规则和权柄，不受任何效果影响，释放出最强一击，造成角色天意基础攻击力加斩龙之刃攻击力 X 斩龙之刃增伤效果 X 刀灵灵体强度的伤害。在察觉到领地的异样之时，秦风就已然开启了9度暴血，获得了512倍的全属性增幅。此时他的攻击力达到了极其恐怖的3000万。在斩龙之刃超然效果的加持之下，这3000万的攻击力直接就变成了9000万基础伤害。而跟着秦风屠灭了整个风暴帝国，外加整整2个地窟军团之后，斩龙之刃的刀灵灵体强度直接就来到了极其恐怖的600多万点。两者相乘，天地一刀斩的伤害便来到了180万亿。而且这还没有算上秦风第一天赋10倍暴击的效果。在10倍暴击的增伤之下，天地一刀斩的伤害直接就来到了恐怖到极点的1800万亿。就这个伤害，别说至尊阶位的神灵了，就是天地都能给劈开。秦风面色寒如万古坚冰，他将自己的感知力扩散到了极致，将战场之中所有的人，连带着在后面摸鱼的那些个玩家都笼罩在了其中。对于这些个进犯自己领地的人，有一个算一个，秦风都不放过。一瞬间，秦风的意识就彻底和手中的斩龙之刃接连在了一起，无数光流从斩龙之刃上生出，瞬间汇聚到了秦风本体之上，而后又沿着秦风的身体导入到了斩龙之刃的刀身之上，意念合一，登峰造极。斩！嘘的一下，斩龙之刃斜斩而下，撞上了那道巨大的光剑。两者相交的那一刹那，并没有产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声音，因为这两者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接触上的那一瞬间，那道凝聚了7位至尊阶骑士的光剑，连带着掌控他的神殿骑士，直接被碾作了虚无。蒸发了光剑之后，天地一刀斩的光流继续向前，瞬息之间就扩散到了整个战场之中。霎时间，整片天地骤然失去了所有的颜色。咔嚓咔嚓咔嚓，空间金币破碎的声音密密麻麻的响起，在天地一刀斩的恐怖威力之下，这片天地连弥合都做不到。轰轰轰轰轰！支撑神域世界的大道法则直接崩毁。在这一刻，整个神域世界失衡。1秒、2秒、12秒过后，持续回归，大道法则重掌神域世界，世界再次有了颜色。与此同时，一道道滞后的提示音在秦风的耳畔响起：叮咚，你斩杀了至尊阶骑士 X7，你获得3万亿经验值，你获得35点血量。斩龙之刃获得7点刀灵灵体强度，你获得7点灵体强度。叮咚，你斩杀了166位神阶骑士，你获得了13万亿经验值，你获得了830点血量。斩龙之刃获得166点刀灵灵体强度，你获得166点灵体强度。叮咚，你斩杀了3大帝国守护神灵，你获得了1.2万亿经验值，你获得了15点血量。斩龙之刃获得3点刀灵灵体强度，你获得3点灵体强度。叮咚，你斩杀了 1800W 神阶以下单位，你获得了17万亿经验值，你获得了9000W 点血量。斩龙之刃获得 1800W 点刀灵灵体强度，你获得 1800W 点灵体强度。叮咚，你斩杀了1800余万单位，你获得了屠戮者套装的增益，你的全属性提升180万倍。屠戮者开启后，每屠杀一个生灵，全属性提升1%，持续时间5分钟。叮咚，你使用斩龙之刃
击杀了176个神阶以上的单位，斩龙之刃获得176点强化值，当前强化值为180-10000。叮咚，你摧毁了凛冬帝国的所有军团，凛冬帝国对你的好感度下降1000点，当前好感度-1000点，当前关系绝对恐惧。叮咚，你摧毁了银月帝国的所有军团，银月帝国对你的好感度下降1000点，当前好感度-1000点，当前关系绝对恐惧。叮咚，你摧毁了赤炎帝国的所有军团，赤炎帝国对你的好感度下降1000点，当前好感度-1000点，当前关系绝对恐惧。叮咚，你在顷刻间杀死了176个神阶以上单位，你达成了史无前例的成就，特奖励经验值20万亿，特奖励自由属性点6000点，特奖励幸运点60点，特奖励神阶武器抽取宝箱 X15。叮咚，你在顷刻间摧毁了3大帝国所有的军团，你达成了史无前例的成就，特奖励经验值50万亿，特奖励自由属性点1万点，特奖励幸运点100点，特奖励神阶武器抽取宝箱 X20，特奖励至尊阶武器抽取宝箱 X1。叮咚，你以一己之力摧毁了近乎全华夏大区玩家联合神山对你发起的进攻，你达成了史无前例的成就，特奖励经验值100万亿，特奖励自由属性点2万点，特奖励幸运点200点，特奖励神阶武器抽取宝箱 X40，特奖励至尊阶武器抽取宝箱 X2。叮咚，你的成就史无前例，你触发了本系统最高成就奖励任务，任务已接取，你屠杀的单位已超过本任务技术范围，任务成功，你获得神域世界至高称号独断万古。独断万古为1，类型称号，等阶9阶，效果1，佩戴时掌握至强者威压，可主动操控，威压一旦释放，任意属性低于你的单位无条件抹杀。2，佩戴时掌握至强者体魄，至强者体魄，对手任意条件包括但不限于等级、等阶、血量高于你之时，全属性翻倍。3，可自由穿行于现实与神域世界之中，不受任何条件限制。听着耳畔此起彼伏响起的提示音，秦风收起了此次斩杀万敌的收获，并没有急着去开箱子。简单查看一下至强者称号独断万古的效果之后，秦风就将这个称号佩戴在了身上。而后，秦风便将那36000点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在了力量之上。在鲜血统一的效果之下，他的其他3个属性点也随之增长了7200点。至此，秦风任何一个基础属性的基数都突破了1万大关，其中最为关键的力量值更是直接冲破了6万点。然而，这些属性都只是基数而已。要知道，此时的秦风可是开启了9度暴血，并获得了屠戮者套装的增幅的。在这2个堪称逆天的效果之下，秦风的全属性都获得了92160万倍的增幅。此刻，秦风已然举世无敌。在秦风加点的时候，前来围剿秦风的那些个玩家也复活了。看着眼前宛如浴血魔神一般的秦风，回忆着那恐怖至极的一刀，玩家们连逃跑的欲望也不敢生出。天意大佬也太强了吧！我刚才看了一下伤害，那一刀1800多万亿啊！我特么人都懵逼了，不知道你们注意到刚才那长达12秒的特效没有？我他妈的直接傻掉！我好后悔啊！为什么我当初瞎了眼了选了神山的阵营啊？我也好后悔啊！我当时想着天意大佬总不可能每次都创造奇迹吧，但是现实还真就如此的残酷，我终究还是输了。你这算啥呀？我但是还买了外围，还动用了杠杆，这下子会所嫩模我肯定是指望不了了，但是还是可以指望在会所当嫩模的日子的。我哭了呀！天意大佬简直太过绝子了！嘤，我怎么就这么没眼力啊？我放弃挣扎了，我躺平了。天意大佬你来吧，我人秃草民草，跑肯定是跑不了的，只希望天意大佬能饶过我，让我保住我好不容易才换来的积分。妈问贵，我舒服。沙雕玩家们彻底放弃了挣扎，为了保住自己好不容易才换来的积分，他们乖乖地站在原地，动都不敢动，希冀着秦风看到他们这副乖巧模样之后可以放过他们。除开这些沙雕玩家之外，人群之中还有着数量不少的反天意联盟的成员。和一般的玩家们不同，这些人加入反天意联盟的那一刻，他们便在心中立下了一个目标，他们发誓要将天意斩落于马下，将天意从众人仰视的神座之上拉下来。在今日之前，他们被自己取得的那一点微薄的成就冲昏了头脑，以为自己凭借着努力，凭借着远超常人的超能力，凭借着人数优势就可以超过天意，把神域世界变成他们说一不二的乐土。他们对自己的目标充满了自信。可今日，在天意释放出那无响的一刀过后，在见识过了那恐怖到了根本无法用言语来描述的攻击之后，他们最后的希望直接就熄灭了。难道天意真的就是我们无法逾越的高山吗？难道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空谈吗？难道我们和他之间的差距真的有这么大吗？一时间，无数个念头出现在了反天意联盟成员们的心中。这些念头摧枯拉朽一般击垮了他们的意志，将他们变成了一具又一具的行尸走肉。其中自然就有大名鼎鼎的护上皇，也有孤悬于海外，一直注视着此地的战争，不想过错过任何秦风失败痕迹的牛云。为什么啊？为什么他总是如此的强大？我们明明同一时刻进入的神域世界，我们明明都是人，我还比他有钱，我还比他人多，为什么只要他能稳稳地站在顶峰，为什么他一刀就能把我们所有的期待扫灭成了狗都嫌弃的垃圾？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啊！熊熊燃烧的妒忌之火出现在了护上皇的眼睛里，这种妒火不仅表现在了神域世界里的游戏人物的眼睛之上，也出现在了躺在游戏舱里的护上皇眼底。注释：至尊级游戏舱只有一个，普通的有很多。这时刻，现实世界和神域世界两个护上皇同时发出了怒吼，朝着秦风怒吼：天意，有种你就杀了我！你杀我1次1万次，我都不会屈服于你，我迟早有一天会将你碎尸万段。无论是在游戏还是在现实，无论你身在何处，我都要找到你，我都要杀死你，我要踩烂你的血肉，
我要把你挫骨扬灰！巨大的咆哮声在形如灰烬一般的战场之上响起，护上皇身旁的所有玩家都目光呆滞地看向了这个傻子。煞比吧你，快住口！你要是把天一大佬招来了，他一个不开心，宰了我们和你没完。是啊，你要发泄，你要装逼，满凡你滚远一点，不要牵连到我们。傻比，赶紧闭嘴！老子辛辛苦苦换来的积分，绝不能毁在你的手里。你要是再不闭嘴，老子就他妈动手了！老子真的动手了！兄弟们，有没有胆子大的，让这个煞比闭嘴吧？我怕天一大佬迁怒于我，怪我现眼。你怕我们就不怕了呀？算了吧，别管这傻比了，我们把头埋得低一点，兴许这样天一大佬就没心情管我们了。制止了一会儿之后，玩家们发现完全不能让煞比闭嘴，他们便放弃了，纷纷埋下了脑袋，根本就不敢抬头看戏。天意，你不是很牛逼吗？你来啊，我永远都不会服你的！护上皇继续咆哮，希望借此记录秦风，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让秦风正视他这个敌人，并据此拿回那已然扭曲了的自尊。然而无论护上皇如何呼喊，秦风都没有看他哪怕是一眼。对于此刻的秦风来说，护上皇的威胁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在接受了亡灵大军传承，也就是这个世界的历史之后，秦风得到了一个选择，并选择了任务灭世之路。从那一刻起，现实世界之中的秦风就消失了，他彻底降临到了神域世界之中。降临到了神域世界之后，在那恐怖到了极致的属性点的加持之下，秦风成功完成了生命形态的跃迁。此刻他和神域世界之中的那些玩家已然是云泥之别。秦风任何一个注视的目光，对于这些玩家而言都是不可承受的大恐怖，更是无与伦比的大荣光。然而秦风并不想给护上皇这样的光荣，甚至于他根本就不在意护上皇的叫嚣。此刻他的脑海之中只有一件事儿，那就是进化，朝着更高等的生命形态进化，直至成为永恒，直至成为经历诸天万劫都不死不灭的存在。一步踏出，秦风朝着战场之外踏去。看到这一幕，护上皇直接就疯了。从他出生到现在，他一直都生活在众人的恭维和敬畏之下，从未有过任何一个人敢于忽视他的存在。而现在他从秦风的身上体验到了这种忽视，这种忽视配合着心中刻骨铭心的仇恨和嫉妒，摧枯拉朽地摧毁了护上皇心底的骄傲，将他作为人的那一部分认知直接碾了一个稀碎。自此刻起，人世间少了一个人母狗样的二代子，多了一个浑浑噩噩彻底疯傻了的护上皇。哈哈，太好了，天意大佬果然没有那么小心眼儿，感谢天意大佬放过，天意大佬牛逼，天意大佬我永远爱你，为了你我决定这辈子都不嫁人了。那是好事儿啊，姐妹，你不嫁人不是对这个世界的恩赐吗？哈哈，双喜临门，双喜临门。哎，天意大佬这是要去哪里啊？地上那么多的战利品他都不捡的吗？你傻呀，人家天意大佬那些士兵是干啥吃的？你以为人家和我们一样打怪了还需要自己去建装备？是哦，我好可怜，我的自尊又受到了来自天意大佬的暴击，你该感慨自己的幸运，兄弟。我靠，你们快看，天意大佬又和人对上了。玩家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念叨着，直到一声惊呼出现，玩家们的目光这才重新聚焦到了战场之上。只见秦风静静地停在战场上空，手中握着斩龙之刃，目光注视着前方。在秦风相对的那一边，一个浑身闪着光的男人渐渐凝视了自己的身躯。我靠，那是教皇哎，他居然来了！这有啥大惊小怪的呀？今天距离任务发出不是已经3天了吗？教皇出现在这里也不是很稀奇的事情啊。看起来人母狗样的，也不知道能够在天意大佬的手底下坚持几刀。你这话就说的有些过分啊！什么叫几刀？这个教皇说什么也是至尊9阶的存在，和天意大佬之间不说差了10万8千里，也有个8、9不离10吧。依我看啊，这小子应该能在天意大佬手底下撑住一刀。小伙子，以后说话的时候记得少抖机灵，你也有40米的大刀，可不好收啊！一不小心误伤了友军，可就不好了。会说话就出书。被秦风忽视了之后，沙雕玩家们的心情好得不得了，他们排排坐，开始吃瓜。天空之上，教皇奥古斯都2世率先开口：“你就是天意。”秦风没有回答，紧握着斩龙之刃，直接就发动了斩龙闪，冲到了教皇奥古斯都的面前。对于自己的敌人，秦风没有半点和其废话的心思，要打就打，问什么废话？嘘的一声，秦风提刀就砍。此时秦风可是开启了9度暴血，并得到了屠戮者套装180万倍的增幅效果的4维属性，早就突破了1，杀了 1800W 单位，每一个获得1%全属性增幅。在如此恐怖的4维属性的加持之下，秦风的杀力直接突破天际，光是攻击散发而出的余波就已经轰碎了空间，让金币变成了隐隐闪光的粉尘。在秦风这快到超过反应极限的攻击之下，教皇奥古斯都根本察觉到眼前世界的任何变化。此时他眼中的世界还停留在他向秦风提问的那一刻。轰的一声，奥古斯都眼前的世界陡然坍缩，随后炸开，变成了漫天猩红。这是我的血！一个念头闪过，奥古斯都的身体连带着他的神魂瞬间化作齑粉，消散在了天地间。叮咚，你击杀了至尊9阶单位光明教皇奥古斯都，你获得了2万1点经验值，你获得5点的血量，斩龙之刃获得1点的刀灵灵体强度，你获得1点的灵体强度。叮咚，你击杀了至尊9阶的单位光明教皇奥古斯都，斩龙之刃获得1点强化值，当前强化值181-10000。叮咚，你完成了神话级任务屠神之战，你完成了任务灭世之路的第1阶段任务光明教皇奥古斯都的陨落，你获得任务奖励，你获得经验值10万亿，你获得阳极之时1/5。世界通告，检测到玩家天意完成了神话级任务屠神之战，完成了任务灭世之路的第1阶段任务光明教皇奥古斯都的陨落，特向全球玩家予以公示，此刻起玩家天意为世界之敌，任何击杀天意的玩家都能获得通往苍穹圣域的机会。
希望全世界的玩家努力参与到本任务之中，做大做强，创造辉煌。世界公告：鉴于玩家天意的独特性，本系统允许玩家主动放弃，且不进行任何形式的惩罚。2道世界公告响起的那一刻，全世界的玩家瞬间就懵逼了。其中最为懵逼的，自然就是处于战场之中的那一部分华夏大区的玩家。我靠，我那么大一个奥古斯都呢，怎么一下子就没了呢？你们看清楚了天意大佬的动作没有？刚刚那个奥古斯都不是还在问天意大佬问题的吗？咋就没了呢？你没看清楚？难道我们就可以看清楚了？你要知道，出现在你面前的那个男人是谁？那是天意大佬啊，那可是一刀灭了好几千万人的存在啊！除开三国联军和神山骑士，还要玩家。这世界公告真的有点搞笑，就我们这副实力，连让天意大佬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还谈什么击杀啊？还有啊，他居然还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放弃任务不会有惩罚。难道这个煞比系统以为没有惩罚，我们就敢和天意大佬火并？哎，煞比系统，天意大佬万岁！我们永远是你忠实的粉丝。天意大佬再度回到了他忠实的神域世界，我们作为玩家鼓掌欢迎，管他妈的蔑视不蔑视的了。从现在开始，我宣布了，我不把天意大佬当人看了。那个煞比说的，赶紧站出来，老子今天不拿刀扎你屎包，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白刀子进去黄刀子出来。我特么的就不再是你爹！怎么了？出来就出来，我把天意大佬当神看，你们有意见？呸！傻逼，神是什么雕玩意儿？那玩意儿配合天意大佬相提并论？你给老子死开！战场之中，沙雕玩家们继续闹腾着。天空之上，秦风则是看向了远方。此刻，神山的势力虽然覆灭了，但是另外3大帝国的皇帝却是还活着。眼下，秦风的屠戮者效果已经快要结束了。此刻极其超模动用了屠戮者，不是正常状态。想到这里，秦风便决定乘着自己属性暴涨的现在，一鼓作气把3大帝国也给灭了。回忆着此前在灭到风暴帝国之后获得的那份浮空堡垒的设计图纸，秦风下意识的就推断出剩下的那4份图纸应该就在4大帝国之中。秦风还不知道枫叶帝国没有了，提示太多了，他没有看到。轰！秦风紧握住手中的斩龙之刃，开始蓄力。霎时间，秦风所站立的半空便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黑洞。虽说此时的秦风并没有刻意的去吸取游离在深州的元素能量，但是在他那恐怖的属性点的加持之下，在那强大到足以摧毁空间金币的伟力之下，周遭的元素能量还是不由自主的朝着他靠拢。一个巨大的潮汐涡旋瞬间形成，将周遭数十万公里的元素能量直接抽空。轰隆一声，秦风完成了蓄力，朝着3大帝国的方位各展出了一道刀芒。刀芒甫一出现，3个方向刀芒穿过之处的空间便在顷刻之间崩溃成了微粒，随后又坍缩成了虚无。离得稍远的地面也未能幸免于难，只见大地村村龟裂下陷，下陷的深度直接达到了数千米之深。这3道刀芒的速度极其之快，须臾之间便在神域大陆之上拉出了3道深达数千米、宽达数万米的巨大鸿沟。轰轰轰！片刻功夫过后，3声巨响从远处的天边传来，掀起的声浪不亚于10级狂风呼啸而过的威势。紧接着，3道世界公告在玩家耳畔响起。世界公告：检测到玩家天意摧毁了岭东帝国的帝国之心，岭东帝国灭国。世界公告：检测到玩家天意摧毁了赤炎帝国的帝国之心，赤炎帝国灭国。世界公告：检测到玩家天意摧毁了银月帝国的帝国之心，银月帝国灭国。我靠，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怎么就突然变成了无阵营玩家了？3大帝国怎么就灭了呀？帝国之心不是在个大帝国的帝都吗？天意大佬的军队不是还在这里的吗？也没动啊，3大帝国咋就没有了呢？不对，天意大佬刚刚好像砍了3刀，我虽然没有看到他的动作，但是地上的那3个鸿沟却是骗不了人的。你的意思是在这里，天意大佬就砍爆了3大帝国的帝国之心？这特么的不可能啊！这有啥不可能的？世界公告都已经说了，那肯定错不了的呀！玩家们被响起的这3道世界公告直接给吓傻了。如果说此前斩杀教皇奥古斯都还是有迹可循的事情，此刻3大帝国的覆灭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堪称天书奇谈的怪事儿。毕竟以在场玩家的层次，他们根本就理解不了身处于万万里之外的秦风是如何顷刻间毁灭3大帝国的王城，摧毁其中的帝国之心的。然而在一些歌玩家和3大帝国王都内的一部分玩家联系了过后，这一众人都无法相信的事实才最终得到了证实。我刚才和赤炎帝国王都的一个老兄弟联系了一下，他告诉我了，当时他正吃着火锅唱着歌呢，突然之间就飞来了一道刀芒，直接就把赤炎帝国的王都给轰碎了。银月帝国那边也是这样子的，同样是一道刀芒，整个王都变成了飞灰。这就是天意大佬的能力吗？如此强大的人根本就不是我们可以直视的。哈哈，兄弟们，我给你们讲一个笑话。我之前听说过一个组织叫什么反天意联盟，他们之中的人基本上都是一些富家子弟，以及那些个以为自己很强大的人。他们想要超过天意大佬，成为神域之中新的霸主。今日过后，我想他们是没有脸面继续下去了。哈哈，笑死我了！这个组织我也听说过，当时他们还邀请过我来着，但是啊，我这个人聪明，我早就看出来了他们成不了气候，所以就没有加入他们。哎，我就是那个组织之中的一员，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吧，我们的组织已经解散了，就在刚刚。不解散也没有法子，我们把天意大佬当成自己的目标，但是人家大佬根本就不搭理我们，这种事儿太他妈的没劲了。玩家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这种事儿既在战场之上发生，也在世界频道之中上演。看着玩家们发出的消息，牛云面如死灰。作为反天意联盟的创始人，牛云对这个组织抱有极大的期望。从组织建立起的那一刻起，牛云就将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组织的运营之中。在此期间，他消耗了无数金钱，拼尽全力地搜集着秦风的信息，企图从秦风的成长经历之中找到一些能够让自己复制借鉴的地方。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
反天翼联盟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他们判断出天翼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战力，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天赋以及高阶位的职业。天赋这方面他们是无法复制的，所幸牛云等人就将自己的中心放在了寻找特殊职业的转职卷轴之上。在不懈的努力之下，他们也找到了一些个特殊职业卷轴，成功完成了转职。在那个时候，特殊职业带给他们的战力，让他们以为自己通过努力，通过不停的氪金，终有一日可以超过天翼。他们信心满满，他们未来可期。然而，就在今天，当秦风展现出那恐怖到没有边际的战斗力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自己和秦风之间的差距根本就不是一两个特殊的转职卷轴可以抹平的。那屠灭将近2000万人的一刀，不仅斩灭了三大帝国联合神山对秦风领地发起的攻击，也斩灭了牛云等人最后的希望。而当那3道刀芒摧毁了三大帝国王都，崩碎了3帝帝国的帝国之心的那一刻，牛云的自尊和自我认可也在那一刻崩解成了渣子。算了吧，人生太没有意思了，我这辈子都是不可能超过天翼德了，退游了，再也不玩了。牛云面无表情地退出了游戏，而后他点燃了火，一把火就将自己居住的别墅，连带着别墅之中那个投注了他无数心血的游戏舱烧成了灰烬。从此，神域世界之中少了一个野心勃勃想要超越天翼的玩家，现实世界之中则多出了一个浑浑噩噩活着还不如死了的行尸走肉。再说回秦风，听着耳畔传来的提示音，秦风疑惑地皱起了眉头。他并没从想起在耳边的那些提示音之中听到任何一条三大帝国皇帝已经被击杀的通告。他们不在皇城。作为三大帝国的统治者，那3个皇帝发起了这场针对秦风的战争。此刻，秦风已然消灭掉了他们的军队，只需要再把这3个皇帝弄死，他就能完成复仇并统一大陆。而后，他就能以全大陆统治者的名义向全世界宣战，打破大区之间的限制，去往泛美大区寻找那个失落的猩红祭坛，完成等阶的晋升。此刻，在经历了风暴帝国灭国之战、第1次领地保卫战和眼下的第2次领地保卫战之后，秦风所拥有的经验值已经达到了一个天文数字。只是由于转职的限制，此刻的秦风依旧停留在50级，无法再向上迈进一步。想到这里的时候，秦风转头便看向了地面之上的那些个玩家们，也许能够在他们的身上找到那3个皇帝的下落。秦风踏步向前，就要前去询问。可就在此时，一道提示音却是在他的耳边响起了：叮咚，你摧毁了3大帝国的帝国之心，毁灭了3大帝国，达成任务接取条件，是否立刻接取任务？枫叶帝国皇帝陈胜的遗愿。秦风默然，陈胜居然死了，那老家伙怎么会死？秦风和陈胜见面的时候并不多，来来回回也就那么3、4次，但是这3、4次的相见却是让秦风发自内心的有些佩服这个皇帝。陈胜的武力并不是很强，不说跟他手下的那些将领相比，就是和一些强一点的玩家相比，都是比不了的。但是若是在皇帝这个特殊的职位上去评判陈胜，他无疑是非常强大的，因为在他的心中是没有自己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帝国的存续，他所谋求的一直都是陈家的江山。为了保住他的帝国，他可以放弃任何东西，包括自己的儿女，包括自己的性命。你十恶不赦，但你终究是个称职的皇帝，你的遗愿就交给我吧，我会帮你完成的。想到这里，秦风接取了任务。叮咚，你接取了任务，枫叶帝国皇帝陈胜的遗愿，可到任务面板之中查询。此刻，秦风的本体虽然已经降临到了神域世界之中，但是他还是保留着玩家面板的。而且根据李叔之前所说的那些话推断，在他进入到苍穹圣域之后，玩家面板依旧是可以保留的。毕竟李叔等人还是依靠着苍穹圣域的编辑功能才创造出的神域世界。对于自己还拥有着玩家面板这件事儿，秦风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想到了这里之后，秦风直接就打开了任务面板，查看起了这个任务：枫叶帝国皇帝陈胜的遗愿。任务难度 SSSS。任务简介：枫叶帝国皇帝自知帝国将覆灭于3大帝国的围攻之下，他很清楚自己将被3大帝国派出的刺客刺杀，并被他人借用自己的死亡逼迫神山队一人天翼出手，此事已无法挽回。为了尽可能的让帝国存续下去，陈胜想出了个偷天换日的法子。他故意不防备3大帝国的刺杀，用自己和除陈洛之外所有的儿女的性命换来了枫叶帝国的一线生机。此刻，枫叶帝国的帝国之心被银月帝国女帝掌握着，请帮助陈胜拿回属于枫叶帝国的帝国之心，帮助陈洛尔完成复国。任务目标：1. 击杀银月、赤炎、凛冬3大帝国的皇帝； 2. 摧毁银月、赤炎、凛冬3大帝国； 3. 夺回枫叶帝国帝国之心，为陈胜复国。任务道具：1. 枫叶帝国帝国之心，神域大陆最后一颗帝国之心； 2. 枫叶帝国公主陈洛尔。特殊道具。任务奖励：1. 枫叶帝国守护神，拥有枫叶帝国最高权限； 2. 神域大陆最高军事指挥官； 3. 全大陆资源； 4. 陈洛尔的绝对倾慕。任务失败惩罚5。任务描述：这是枫叶帝国皇帝最后一得遗愿，他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了你的身上，这是一场惊天豪赌。扫了一眼任务的描述之后，秦风收起了任务栏，走向了地面之上扯皮的玩家们，点了点一个玩家的肩膀，秦风淡声问道：你加入过神山阵营没有？知不知道赤炎、银月以及凛冬帝国3个皇帝的下落？被问话的那个玩家先是一愣，而后才明白秦风此次并非是来寻仇的，他的中心在后面那半句话之中。想明白了这一点之后，这个玩家便没有了恐惧，他无比荣耀地开口说道：天翼大佬，你这可算是问对人了，我当时正好在神山做一个任务，就看到了那3个皇帝。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3个皇帝此时应该还在神山之中。秦风笑着说了声谢谢，而后便招回来了刚刚归来的泰兰德。片刻功夫过后，泰兰德一脸羞愧地走到了秦风的面前。主人，
泰兰德的声音很低，就像是做了错事之后见到家长的小孩子一样。秦风淡笑着伸出手摸了摸泰兰德的脑袋，安慰了一句：“别放在心上了，当时我不是还没有回来吗？你能想到那样的法子也是无奈之举，这都怪我做的准备不够充分，不是你的问题。”在3天之前，大军压境的时候，自知凭借自身的力量无法抵御神山和3大帝国联合进攻的泰兰德，想到了一个玉石俱焚的主意。他准备前往地窟之中，唤醒那些沉睡的地窟魔尊，把所有的驱速非洲交给对方，让对方前往神山去营救那些被教皇囚禁的魔尊。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泰兰德便给秦风留了言。正当他准备动手前往地窟深处与那些魔尊谈判的时候，秦风苏醒了，并劝回了他，这才使得泰兰德保住了自己的小命。主人，泰兰德以后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了，请主人放心。秦风轻轻嗯了一声，而后便接过了驱速非洲的权限，召唤出了一艘。此时屠戮者的效果已经结束了，秦风不再具有那毁天灭地的能力。现在的他想要在短时间之内赶到神山之上，就需要借助驱速非洲的空间穿梭能力。我先去一趟神山，我还有一点事要办。你找些人把地上的这些战利品给收捡一下。另外的话，你再发一条悬赏，让那些在3大帝国王都之中的人把3大帝国之中的那些战利品交过来，记住需要给他们价值相匹配的补偿。好的，泰兰德记下了，这一次不会让主人失望了。泰兰德低着头坚定地说道。对了，你在发悬赏的时候记得着重提一句，谁获得了浮空堡垒的设计图纸，只要上交给我们就能获得3倍的奖励。秦风思索了片刻，补充了一句。此时秦风已经成为了全大陆真正意义上的绝对统治者，即便没有名义，大陆之上的 NPC 和玩家也不敢反抗他，因为他所拥有的武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大陆之上所有人的联合。在此情况之下，秦风根本不需要动手寻找任何的资源，只要是他想要的东西，他都可以发布悬赏，借助神域大陆玩家和 NPC 的力量去寻找。泰兰德点头离开之后，趁着驱速非洲还未彻底启动的时间，秦风点开了世界频道，把他刚才对泰兰德说的任务对着玩家们又说了一遍。说完之后，秦风又动用自己的权限，将这条消息置顶了。